在诸天万界之外，虚空苍穹的尽头，有着一处连圣人至尊都不敢踏足染指的生命禁区——神虚藏地。这里是地陨的地方，一座埋葬着古之大地与暗域生灵，充斥着诡异与不祥的禁地。10万年前，域外黑暗入侵，无数万界大地奋起抵抗。那一战，天道破碎悲鸣，洪荒谷中终日不绝于耳，日月失色，万界笼罩于黑暗雾霾，亿万的诸天生灵湮灭于那令人绝望的恐怖力量当中。那是无人愿意再提起的一战，而战后的代价是无数崩灭的道域，十不存一的生灵，甚至连天地间灵气都流失严重，大道不全。此间后10万年，再无人能够正到地位，世间再无大帝。哪怕是到如今，诸天之中的那些超级势力，古之地族、不朽道统、隐世圣族，最高也不过是至尊之位。而在这人人谈之色变的神虚藏地内，竟有一位垂老不堪，犹如风中残烛一般的老人，佝偻着身子缓慢前行。老人步履蹒跚，双眸暗淡，充满着岁月的沧桑，身着一袭黑袍，哪怕隔着老远也能感受到身上的气血枯竭、破败与死意。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没人能够想到，眼前这位老者是这世间最后一尊还活着的古之大帝，是曾抵御在黑暗入侵最前线，以一己之力踏平数以万计的混沌神魔，令黑暗举步不前千年，耀眼无双的绝世大帝无始大帝苏黄吉。如今的他，甚至连走路都显得十分吃力。10万年的岁月，哪怕是在风华绝代、举世无双人物，都已化为一杯黄土，而他却还活着。无他，只因为今日赶到天地圆满，时机已到，是时候解开那封印万年之久的太古神元了。神虚藏地诡异无比，阴风呼啸，似有无数的怨魂在耳畔低语呢喃。每在此地多待上1分钟，身上便会多沾染上不祥与衰弱的气息。苏黄吉却无视了这一切，他身上溢出的地威犹如尸山血海般的浓重杀意，哪怕是垂暮大地也依旧不容侵犯。不知道走了多久，苏黄吉来到了神虚藏地的最深处。与外界枯萎乏竭的灵气不同的是，在他身旁的天地灵气愈发的变得充盈起来，如浸泡在温暖舒适的灵气之海。他来到一处晶莹无比、散发着微弱莹莹白色光芒的太古神元前，四周堆积着无数的仙品灵石，那些灵气甚至肉眼可见，有条不紊地没入那块神元。而在那神元当中，竟然沉睡着一位青年。青年脸庞俊美如玉，面色平静，气息舒缓，哪怕是在沉睡当中所散发出的气息也摄人无比。身着一袭黑金龙服，身姿伟岸，道韵流转，一头黄金长发披肩流光四溢，犹如跳动的金色火焰，像是一尊正在沉睡当中的古之神王，静静地等待着苏醒。当看到青年时，苏黄吉昏暗的眼中目露温和之意。这是他唯一的儿子，出生于帝洛时代，天赋甚至超过了自己拥有万古无异先天混沌体的绝世妖孽苏九哥。当年黑暗时代，天道崩坏，灵气无存，再也无人能够成帝。为了苏九哥的天赋与安危，自己将他封存于这太古神元当中，静静等待天道复苏、大道完善的大事出现。沉睡在苏家祖地的苏黄吉，在前些10日感受到了天道发生的变化。身为诸天万界的唯一大帝，他也是第一个感受到天地变化的。如今天道复苏，否极泰来，犹如涅槃重生的凤凰，所有的规则回到了天地初开时那般纯粹完整的状态，比从前更为坚固而强大，甚至连他迟暮的躯体都受到了福泽，恢复了一丝。大道补全，这方天地又将有新的大帝出现。而在此时正地，无论是实力还是修为，都将远超前人。这是10万年无敌的天道馈赠，也是诸天万界即将迎来的黄金大事。苏黄吉将枯瘦的手掌放在神元之上，眼神中突然迸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芒。他大喝道：“无儿，这一世便是你争夺帝命、成就无上大帝的一世！”嗡！顿时间，无上的地威涌动，一道金色的神芒滔天而起，浩瀚磅礴。苏黄吉浑浊的双眸迸射出睥睨众生不可侵犯的威严铜光，破败不堪的垂暮之躯竟然逐渐变得高耸伟岸。一头茂密的黄金长发飘逸飞舞，气血澎湃汹涌，如呼啸奔腾的江海，大浪淘沙。他仅仅只是存在那，便像是一尊傲视9天10地金色的皓日，浓郁至极的地威不容直视，漫天神华仙霞犹如银河一般，星星点点垂落于身。他要告诉整个诸天万界，无始大帝苏黄吉回来了！嗡！与此同时，整个诸天万界当中的那些超级势力、不朽道统、古之地族、隐世圣族等大能，感受到这数万年未曾出现的无上地威后，纷纷从沉睡中惊醒。这气息是大帝？这怎么可能？黑暗纪元之后，难道还有大帝活着？究竟是谁？这气息像是从神虚藏土上传来的，莫非是某位大帝复苏了？生命禁区？这怎么可能？快，给我去查，究竟是哪位大帝复苏了？因为天道的残缺不完整，诸天当中已经数10万年没有出现过大帝了。也就是说，如今出现的大帝，只有可能是曾经经历过黑暗纪元的存在。一尊大帝足以改写整个诸天万界当中所有的超级势力都震动了，没有人能够想象究竟是哪位大帝能够存活至今。而不明所以的诸天修士在感受到这股气息后，更是浑身惊悚，不受控制的膜拜匍匐了起来。古之地族苏家当中，苏家一众等候着的老祖瞳孔骤亮，族长苏天在这一群老祖的包围下瑟瑟发抖。其中一位气息恐怖的老祖开口道：“大帝动用了那个秘术，无族弟子复苏了。”哈哈，弟子一出，这般大事，唯我苏家能够夺得这一世帝命，恐怕谁都没有想到，在无族之中还有大帝吧。苏天，将此事昭告万界，我苏家大帝之子苏九哥出世，定当横压一世，超越古之大帝。而神虚藏地内，那块太古神元忽然间泛起一丝裂痕，神元内苏九哥的眼皮轻轻地颤动了起来。咔！神元竟然止不住的寸寸碎裂。砰！一道强而有力、宛若鼓中敲响般沉闷的心跳声响起。
先天混沌体一出，太古神元宇宙旁仙品灵石当中的灵力被尽数抽出，如海一般倾泻汇聚于苏九哥身上。此刻的苏九哥像是吞之不尽的饕餮，疯狂地吸取着这浓郁的天地灵气。站在太古神元前，重回巅峰状态，英姿伟岸雄伟慑人的苏黄吉大笑一声，如雷炸耳。无儿，10万年了，该醒了。四周的灵气逐渐被苏九哥吸收炼化，金色的发丝如瀑洒落。苏九哥缓缓地睁开双眸，深邃无比的眼眸犹如深渊，似藏着金色神焰，流光涌动，万千神霞生辉，如同谪仙降世，以弟子之尊宣告着这黄金大事的开启。我醒了。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四周，苏九哥缓了过来。自己是个穿越者，甚至还成为了古之地族中无始大帝的儿子。这般至高无上的身份背景，他本以为接下来就是自己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快意人生，可没想到一进来便是噩梦即开局。天道残破，无法正地。不仅如此，诸天万界还面临着黑暗入侵。当他回过来时，已经被自己老爹苏黄吉给封入太古神元当中了。10万年，10万年啊！这10万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自己虽然肉身被封印在这太古神元当中10万年，可意识还是清醒的啊。他甚至连系统送的新手大礼包还没来得及开启，就被封印进入神元当中，苦苦煎熬了10万年。苏九哥有些幽怨地看着眼前身姿伟岸的苏黄吉，起初他还有些埋怨，可当他在神元中看到苏黄吉那垂年老矣、不复当年神威的模样时，一消而散。自己这个便宜老爹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苏黄吉眼神满是慈爱与温和地看着苏九哥，上前轻抚着苏九哥的发丝，说道：“不错，吸收了太古神元与那些仙品灵石后，如今修为已经是斩元境9重了。诸天万域之中，境界分为炼体境、筑元境、凝海境、魂丹境、洞虚境、神机境、万法境、空瞳境、藏海境、道宫境、归一境、斩元境、虚神境、神王境、入圣境、圣人境、至尊境、准地境。而在准地之上，便为大地。在苏九哥进入太古神元前，修为便是归一境7重。”而如今，在炼化吸收完太古神元与无数的仙品灵石后，修为已然达到了斩元境。苏九哥感受了一下体内的修为，经过10万年的尘封，自己现在的状态竟前所未有的良好。贪婪地呼吸了一下空气，相比较其10万年前，空气中少了许多血腥味。他看着苏黄吉说道：“父亲，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苏黄吉缓缓解释道：“黑暗里的那些家伙们回去了，天道秩序也重新组建。吾儿，如今地位恢复，属于你的时代来了。”苏九哥听闻，眼神闪烁，怪不得现在这方天地的气息与曾经大不相同。黑暗纪元时期，不仅天地灵气稀薄，其中甚至都充斥着一股诡异与不祥。若是长时间吸收修炼，轻则心魔滋生，重则直接丧失神智，变成一个疯子。在了解了一会现状过后，苏九哥慵懒地伸了伸懒腰，活动了一下身子。所以现在我那些老对手呢？苏黄吉大笑一声说道：“当然都死了，或许也有一些与你一样被封印在太古神元当中，但一定不多。”苏九哥听闻，难免有些兴致缺缺。在原主的记忆中，在那个时代可是有不少实力强劲的绝世妖孽，其中最强的对手更是先天道胎圣体。他曾说过，待黑暗纪元退去后，要与自己一决高下。哎，10万年，如今想来也应该是嗝屁了。岁月不饶人啊！苏九哥暗暗想到。对面的苏黄吉此刻显然心情极好，他看着苏九哥，笑着说道：“既然吾儿如今出世，为父自然是有一件礼物送给你。”只见他大袖一挥，一头气息恐怖庞大无比的太古凶兽出现。这凶兽形似狮，周围环绕的道韵神峻无比，金色的兽瞳充斥着暴力与古老的威严，一头茂密尊贵的金色长毛耀眼夺目，体格粗壮庞大，遮天蔽日，四肢强健有力，犹如擎天之柱一般。从其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更是令人惊惧，竟然是在各方超级势力中都能够位列的老祖级别的入圣境。像是一头巡视领地的金色狮子一经出现，便高高的昂起硕大的头颅，发出一道震耳欲聋、充满威压的咆哮。好！苏九哥见此不由微微失神，竟然是至尊神吼！一旁的苏黄吉眼神微眯，一拳打向那金色狮子的脑袋，至高无上的地力涌现，若非他有所收敛，甚至能够一拳打爆他的肉身。安静点！轰！至尊神吼受此重击，脑瓜子嗡嗡的，巨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当看到苏黄吉时，一瞬间变得乖巧无比，俯下身躯轻声叫道：“喵！”这么没骨气？苏九哥嘴抽了抽，拜托，你可是入圣境的神兽啊！苏黄吉摸了摸这至尊神吼金色的绒毛，朝着苏九哥说道：“你小时候不是喜欢这至尊神吼吗？为父便替你捉来了，算是你第一个礼物吧。”苏九哥听闻，脸色变得有些古怪，说道：“我没记错的话，这好像是长青仙帝养的宠物吧？父亲你是怎么弄来的？”长青仙帝乃是父亲的好友，记忆中他小时候还见过长青仙帝几次，而这至尊神吼便是长青仙帝最为喜爱的宠物，可没少花费天才地宝培养。苏黄吉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大笑一声，以缓尴尬：“哈哈，长青那老家伙都死2万多年了，这至尊神吼现在都是无主之物了。”只不过说到这，他眼神中难掩有些怀念之色。苏九哥敏锐地发现了，不过他却没有多说什么，哪怕是强如大地，也难以熬过10万年的岁月。苏黄吉摆了摆手，看向至尊神吼，淡淡地说道：“也唯有这般神兽，才勉强配得上吾儿的身份。去吧，从今天起，他便是你的主人了。”至尊神吼来到苏九哥的身旁，庞大的身躯的蹭了蹭苏九哥，显然是还记得他的样子，亲昵无比。苏九哥摸了摸这神俊威武的至尊神吼，眼神有些火热。苏黄吉长笑一声，心念一动，苏九哥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至尊神吼之上。他地眸闪烁，似穿过重重雾霭，来到万界之巅，霸道无比地说道：“走，吾儿，今日吾便要让上界知晓，我古之地族苏家弟子出世，为父给你撑场面去。”作为当世间唯一一尊古之大帝，
他有资格说出这种话。雨落间，天地极力涌动，苏黄吉带着苏九哥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破开万丈苍穹，横渡虚空。浑身弥漫的恐怖地威毫不掩饰，倾泻而出，所过之处万灵匍匐，瑟瑟发抖。这股恐怖的地威令无数超级势力心悸无比。一道如雷贯耳、威严无比的厚重之声响彻在万族所有大能耳旁：吾始大帝苏黄吉之子，弟子苏九哥，经破万载深渊出世，大势之交，当夺得天命镇压一事，独断万古。尔等还不前来拜服？这是怎样一幅伟岸壮阔的画面？在虚空的尽头之处，苏黄吉身姿英武伟岸，像是一尊高大的巨人，睥睨苍生，照耀俯瞰着这方天地。浓重的大地之威透过重重界域，笼罩着整个诸天。哪怕是晚年大帝，作为诸天最后一位，帝其威严也无容任何人能够侵犯。而在其身前，苏九哥踏立于至尊神吼之上，威风凛凛，黄金长发飘逸，俊美妖异的面容眼中充斥着孤傲与唯我独尊，仿佛令人看到了一尊少年大帝。身为世间唯一身份无上的大帝，苏黄吉为了自己儿子，竟甘愿在一旁充当绿叶。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苏九哥便是这世间唯一的弟子。他苏黄吉的儿子根本无需遮遮掩掩，生来就理当是这诸天至高无上、万灵仰望最璀璨的那一颗地心。谁想要对他动手前，都得掂量掂量是否能够承受住一尊大帝怒火的勇气。此方虚空，一道道气息恐怖、深不可测的身接踵而至。不朽道统、隐世圣族、亘古仙族内至尊级别的存在，他们一跃跨过万千虚空长河，来到此地。在座的每一个人，无一不是跺一跺脚便令诸天万界颤动的存在。当看到踏立于虚空之巅的苏黄吉时，所有人心中战栗惊惧，震撼无比。帝，一位活着的帝！10万年来，想不到诸天竟然还有大帝的存在。而古之帝族苏家老祖更是带领着全族人前来顶礼膜拜。苏家数十位老祖皆是老泪纵横，浑身颤抖道：“吾始大帝，黄吉老祖！”族长苏天心中更是激动万分，目光如炬。这是他古之帝族苏家的大帝，参见大帝，参见弟子！苏天高喊。身后苏家的一众天骄弟子也齐齐高呼道：“参见大帝，参见弟子！”声音洪亮，如雷鸣钟响，响彻在寂寥无比的虚空当中。当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声音时，其余大能老祖纷纷面色大变，竟然是苏家的大帝无始！这并非是什么普通的大帝，无始这两个字是当初帝落时代最为璀璨耀眼的其中一位，以一人之力差点打穿半个阴暗面的恐怖存在。望着下方一众浩荡的人群，神色敬畏恭敬的苏家族人，与苏黄吉并立于虚空之巅的苏九哥内心也难免火热澎湃，目光灼灼。他知道这都是父亲为自己的出世所造的事，作为如今万界之中唯一的大帝，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有排面的方法。而这些人都是看在自己父亲的面子上前来。看着一旁淡漠傲视着这9天10地的父亲苏黄吉，苏九哥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总有一天他们所发自内心膜拜的会是自己。苏黄吉威严无比的地眸扫视过一众超级势力的大能老祖，在他未开口之前，无人敢不噤声。光是站在那便压迫感十足。只见他语气平淡，波澜不惊的开口道：“已经过去10万年了，想必诸位应该还记得本帝吧？”古之大帝言出随法，简单的几句话便带着莫大的威压。某亘古仙族的老祖脸色敬畏的拱手开口道：“保上域万载无忧，坐断诸天北域，黑暗无人再敢侵袭。吾始大帝之威名，不仅响唤诸天，更是令阴暗面恐惧，战绩辉煌铭记于史册，谁敢不记？”当见到苏黄吉时，这身份尊贵至极的仙族老祖可谓是一连串的彩虹屁接连而来。隐世不出的某圣族大能也是目光尊敬无比的附和道：“吾始大帝乃是万界所有生灵敬仰无比的存在，早在古籍上便知晓吾始大帝战绩赫赫，仰慕不已。今日一见，书中描述不及帝尊1/10的英明神武。”其他不朽道统与帝族在旁也纷纷示好，生怕触怒了眼前这位古之大帝。面对这些滔滔不绝的恭维声，苏黄吉摆了摆手，场面顿时安静。这些动手便能击碎一个道域活了不知许久的大能，在苏黄吉面前乖巧的像是小孩一般。苏黄吉来到苏九哥身旁，淡淡的说道：“昔日黑暗纪元，天道有缺，正地无门，本帝便将幼子封印于太古深渊当中10万载。今日花儿等前来，便是让等好好看看。这便是我苏黄吉的儿子苏九哥。”苏九哥，在场的这些大能老祖们听闻瞳孔一缩，目光大震，看向苏黄吉身旁那俊美无双、气质超绝的金发神武少年。定睛一看，真与苏黄吉有几分相似之处，而观其年龄不过20，其修为竟然是斩元境9重。这般年龄，这般恐怖的修为，无愧为吾始大帝亲子。苏九哥这3个字像是牢牢篆刻在了他们心里，眼神动容。见过弟子。之前那位亘古仙族的老祖率先开口道，其余人一愣，在场皆是活了不知道多久的人精，顿时明白其用意，纷纷瞪了他一眼。这该死的老狐狸！他们异口同声的开口说道：“见过弟子。”苏九哥眼神平静，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一般。坐下的至尊神吼十分有灵性的踏足上前一步，踏立于其上方，尊贵耀眼的苏九哥像是星星燃起的骄阳，风华绝代，万众瞩目。他面容和煦，但笑着开口道：“诸位前辈们客气了，太古神元封印不计入年岁。”他声音温和，身为古之弟子，不骄不躁，如沐春风般平易近人。仅仅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便令在场众人心生好感。苏黄吉在旁见状，眼神中闪过一抹赞许之色。这群老祖大能们皆是一愣，本以为身为当世唯一大帝之子的苏九哥定然是心傲气高，不可一世，可没想到竟与想象中大不相同，一时间不由暗暗松了口气。不过并没有过于放肆，而是笑着恭维道：“弟子如此年轻，便有斩元境实力，假以时日，万界之中必将又出现一尊不弱于无始帝君的大帝。
此言在理，有弟子这般天骄妖孽现世，想必我族中那些顽劣不公的弟子们也会深感压力，戒骄戒躁。弟子一表人才，俊逸无双，当真有其父无始大帝之风范。对于这些大能老祖的吹捧，苏九哥都是报以笑容回应，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反倒是清楚地记下了每一个人的面孔。系统没死吧？爹还活着，那就好。苏九哥松了口气，问道：在这之中可有天命主角的存在？回宿主并未检测到天命主角的存在，检测到2位与天命主角相关人物正在标记当中。哦，苏九哥闻言，眼神微微眯起，随着系统所标记的望去，那2个相关人物竟然都是某不朽道统的老祖。苏九哥暗暗记下了他们所在的势力，不禁有些疑惑：此地所在皆是超级势力大能，为何天命主角会这么少？他沉吟片刻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除了极少数打破常规的存在，既然身为天命主角，应该大多都是从底层逆袭崛起。如一出现便在超级势力当中，起点太高，那恐怕就不是天命主角，而是反派了。任重而道远啊！与此同时，一旁的苏黄即见差不多了，缓缓开口，话里有话的说道：好了，吾儿才刚刚出世，还需要些时间了解如今的诸天万界，若是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诸位多多包涵。一众人听闻，心里咯噔一声，察觉到其话中深意，连忙摆手道：无始大帝，这是哪里的话？弟子平易近人，天赋超绝，当真是我万界幸事。若是有什么不对之处，那定然是我等的原因，与弟子无关。是啊，弟子若是肯来我仙族做客，老身必然举足相迎。大帝之子出世，他们都将苏九哥的面容给牢牢记在了心里，等回族后，定然要将苏九哥的画像传播给所有人，省得有些不长眼的后辈得罪了弟子。一尊大帝的怒火，更是古之大帝中屈指可数巅峰的那一批，哪怕在场的大半超级势力加起来也不能平息。见此，苏黄吉目光平静的点点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此行就是为了儿子苏九哥铺路。诸天万界弱肉强食，残酷无比，虽然不介意让九哥历练，但他也不希望有人以大欺小。毕竟当初的自己没回苏家之前毫无背景，可是深知这群超级势力的护短，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在他苏黄吉成帝之前，几乎就从没跟年轻一辈平等交手过，这也让苏黄吉成帝后极度护短。帝落时代有混沌魔神想要打自己儿子先天混沌体的主意，然后便造就了他的成名之战，以一人之力打碎了将近1半的阴暗面。他淡淡的扫了一眼目光敬畏的众人，地谋所过之处，这群大能皆是浑身一个机灵，汗毛直竖。苏黄吉淡淡开口道：既然如此，吾儿，我们走回地族。雷厉风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他朝着地族苏家而去，老祖们见状激动无比，族长苏天与一众小辈更是情绪高涨到面红耳赤，双拳紧握。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苏家的大帝，万界当中唯一也是最强的无始大帝。从苏黄吉现身这一刻起，诸天万界中那些超级势力的弟子，日后在见到了苏家人时，几乎都是客客气气，不敢冒犯。苏九哥乘着至尊神猴紧随而去，感受到一众苏家弟子崇拜敬畏的目光，微微一笑。在苏黄吉带领着地族苏家走后，场内浓浓的地威依旧是久弥不散，不少大能此时后背已经浑身湿透，直面一尊古之大帝，这份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呼，总算是走了。有老祖心有余悸，悻悻说道：今日无始大帝现世，恐怕是要为他儿子造势，想不到10万年过去，无始大帝竟然还是巅峰状态，莫非是已经突破了那大帝之上？此言一出，所有人心里一惊。吾曾听族内已经作画的老祖说过，他曾有幸目睹过无始大帝的尊容。无始大帝当年与江族圣虚大帝、鸡族神玄大帝并称为诸天最强，也是最有希望突破大帝之上的存在，其实力恐怖，造化通天。圣虚大帝6万年前已陨，神玄大帝不知所踪，恐怕无始大帝或许真的触摸到了那个境界。算了，以后还是得让族中那群不争气的小辈注意点，可别不长眼睛得罪了那位弟子大人，否则可真就是灭族之祸了。你们说，连无始大帝与其弟子都已经出世，那是否代表着此事天道完善，又是可重新正帝的黄金大事？众人听闻瞳孔放大，眼神闪烁出万丈光芒。地族苏家当中，苏天望着最前方苏黄吉伟岸的背影与至尊神吼上的苏九哥，目光火热。眼前这2位，一个是苏家最骄傲深厚的底蕴，一个是日后能够撑起整个苏家的未来。苏家的几位老祖围绕在苏九哥的身旁，眼中满是温和与仰慕之色。弟子大人是我苏家未来的希望，如今天道重新恢复，这一世的帝命，无人有资格与弟子大人争夺。几名比自己年龄大5、6千岁的老者围绕在自己身边不断赞赏，饶是苏九哥也有些吃不消。苏家二祖在旁激动无比地说道：弟子大人，我自幼就从太太爷爷口中听说过弟子大人在帝落时代的辉煌战绩，想不到在有生之间竟然能够亲眼目睹弟子与帝君大人的尊容，哪怕是现在就作画也死而无憾了。苏九哥乘坐在至尊神吼之上，看着一旁的二祖，脸色古怪地说道：你太爷爷是谁？二祖，他名为苏年。苏年。苏九哥脑海中想起了那个还流着鼻涕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脸皮抽了抽。10万年可真够久的啊！同龄人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如果现在按自己的辈分来说，整个地族苏家当中，恐怕除了自己老爹，没有谁辈分能比自己更高了吧？想到这，苏九哥看向前方一直没有说话的老爹。此时苏黄吉正默不作声地朝着苏家祖地走去，正好顺便开了系统给自己10万年前的新手礼包。系统，这新手礼包10万年没开，没过期吧？苏九哥问。系统的声音响起，回宿主，没过期。苏九哥眼神闪烁，试探性地说道：迟来10万年的新手礼包，这是不是要给我点什么补偿？系统，新手礼包变更为岩石礼包。叮，变更成功。新手岩石礼包，等待越久奖励越丰厚。当前进度10万年将开出最为适合宿主当前的物品。
请问宿主现在是否开启新手岩石礼包？苏九哥听闻，眼色一喜，自己不过就随口说说，想不到真来了，给力！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开启，正在开启新手岩石礼包，开启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起源级因果神谋100000100，可提前预知3秒内任何动向，随着提升而延长时间，修炼到极致，可洞悉世间万物因果规律，逆转乾坤。造化神业星号100，效果因人而异，能够短时间内感悟片刻自身之上的境界，提升修为实力。天命反派称号，你生来就是尊贵无比命中注定的反派，作为天命反派，可越过气运值不沾染厄运，无条件击杀天命主角，这取决于你的心情。魅力正30%，对天命主角永久威慑力正10%，伤害正10%，获得气运值可能触发3倍暴击奖励。天命主角雷达，可查看距离最近的天命主角与他人信息。新手礼包的奖励不断传入耳中，苏九哥的眼神愈发的明亮，心情激动。当看到最前方的2个奖励是十分醒目的红色时，瞳孔一缩。因果神谋，起源级，如自己的先天混沌体、先天道胎圣体这一类，便是起源级的体质。这种体质万古无一，屈指可数，若不出意外，将来那是必将正道大地甚至之上的存在。而造化神业更是无上的至宝，诞生于天地初开的混沌当中，是世间第一滴神露，能够感受本身之上的境界，看上去没太大作用，可若使用者是一位大帝呢？这可是连大帝都会眼红为之趋之如鹜的至宝。10万年礼包其中的大半奖励，估计都消耗在因果神谋与造化神业之上了。至于后面2个，都属于锦上添花。苏九哥按耐下此刻的激动，决定等一切事安妥下来，再融合因果神谋。而此时，在最前方的苏黄吉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缓缓地转过身，朝着身后一众苏家族人说道：“好了，到此地便行了。接下来我有一些话要与吾儿讲，等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一祖听闻，急忙询问道：“帝尊，这是为何？吾等还想多瞻仰弟子与帝尊神威。”苏黄吉看了一眼几位老祖和他们身后的苏家小辈，见他们一脸渴望火热的眼神，摇了摇头，沉声说道：“接下来的日子里，吾会沉睡一段时日，不必多言了。”一众苏家族人面面相觑，本以为日后能够每日面见帝君尊容，却不想帝君大人这么快便又要进入祖地。几位苏家老祖皆是明白话中意思，帝君老了，他们眼神恭敬，纷纷鞠躬说道：“明白了，帝君。”一族转身看向苏家族长，沉声说道：“带着孩子们退下吧，吩咐下去，谁人都不准踏入祖地，打扰大帝与弟子，哪怕是外界那些超级势力前来也是一样，知道了吗？”苏天眼神坚定，点头说道：“明白。”就这样，苏黄吉与苏九哥进入了苏家祖地当中。祖地的灵气充裕饱和，可即便如此，也依旧难以掩盖苏黄吉自身气息的颓势。还未到祖地的最深处，之前那位抬手能撼天动地、崩灭万界的无上大帝，眨眼间变成之前那个肉身破败、腐朽垂暮的老人，仿佛能撑起天地的伟岸身躯逐渐佝偻，金色如瀑神俊无比的发丝也消失不见，有着的只有浓浓的死意。他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过身，看着眼前的老人，苏九哥心中莫名的有些不是滋味。没有人能逃过岁月，哪怕是强如大帝，也依旧有寿元将尽之时。而自己的父亲虽然不知用什么办法，但能活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苏九哥感受到了那股垂暮与死意，不免有些悲伤的说道：“要死了吗？”苏黄吉听闻，浑身一震，没好气的说道：“你很盼着为父死啊？”这苏九哥语塞，他发誓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苏黄吉有些唏嘘的说道：“不过也快了，毕竟10万年了，连长青先帝那个亘古长青体都被老子熬死了，吾现在也没理由不死了。说来也有趣，想不到我倒是成了这世间最后一位帝。苏九哥，还有别的办法吗？长生宝药，父亲可曾服用过？”苏黄吉摇了摇头，不在意的说道：“长生宝药、仙灵圣药这种东西，对大帝来说根本没用。如今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个，那便是正到大地之上。大地之上。”苏长歌瞳孔一缩，到达了那个传说中的境界，方才可与天地同寿，超脱这方世界之外，万事永生不灭。嗨嗨！苏黄吉咳嗽了2声，接着说道：“知道为父我为何能够活这么久吗？那是因为我曾触碰到过大地之上的那个境界。”说到这，苏黄吉眼中神采奕奕，仿佛令人重新看到了一尊气血雄浑、如日中天的神王。苏九哥在旁震惊无比，想不到自己老爹竟然已经触摸到了那个层次。可苏黄吉的眼神很快又暗淡了下来。若是再给我10万年、5万年的时间，吾有一丝把握冲击那半步无我之境。可如今为父已时日无多了。如临终遗言，苏九哥心中悲戚，忽然思想到了什么。大地之上，大地之上。对了，系统不是给了自己100滴造化神液吗？造化神液只需1滴便能够感受到自身境界之上，若是给自己老爹服用，那岂不是最为适合的人选？苏九哥一下子反应过来，他眼神骤亮，脸上浮现出一丝笑颜，强压下激动无比的内心。苏九哥沉声询问道：“父亲现在还有多少寿元？”苏黄吉思索了一会，感受了一下自己体内现在的状况，说道：“不多了，大概还能勉强坚持个15000年左右吧。”苏九哥傻了，整个人如遭雷击，僵硬在原地。15000年，这叫不多。此刻苏九哥心里仿佛有千万草泥马在奔腾。要知道自己曾经归一境的修为寿元也不过3000年，若非如此，父亲当年也不会将自己封印在太古神元当中，等待黄金大事。如今斩元境9重的寿元也才堪堪增长到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以父亲如今寿命，熬死2个半，自己都完全不是问题。白伤感一场。苏九哥翻了翻白眼，他从系统的储存空间当中拿出了一个光洁无比的白玉瓶。白玉瓶一出现，一股纯粹无瑕的氤氲白雾弥漫，
周围的天地灵气汇聚于瓶口当中，光是闻上一口便令人道心通明，心境缓和。这一瓶当中足足装满着50滴造化神液。苏九哥随手一丢，将白玉瓶丢了过去。父亲，他或许能够帮你。苏黄吉知晓儿子的孝心，失笑道：没用的。当感受到这股气息过后的苏黄吉一愣，昏暗的眼中突然迸射出无穷的光芒。这是造化神液。他接过那白玉瓶，看着瓶中荡漾着波光粼粼、清澈透亮的液体，瞳孔微缩。哪怕身为大帝的他，也显得有些失态，难以置信的浑身轻颤，喃喃道：这怎么可能啊？无儿，你为何会有这般神物？当初他成就大帝之境时，就曾在苍穹的尽头、虚空雷劫的深处捕获到了10滴造化神液，每一滴他都视若珍宝，唯独只在无法突破时小心翼翼的使用。也正是这般逆天机缘，才让他能够有幸感悟大帝之上的境界，寿元暴涨。而如今九哥给自己的这白玉瓶中造化神液，比曾经自己所截获的造化神液多出了足足几倍，这可是连大帝都会动容的天地至宝。苏九哥在旁耸耸间，随口编织了个理由说道：偶然得到的。偶然？苏黄吉脸色有些古怪，不过也没有多问。他目光火热，已经沉寂万年毫无波澜的内心再度泛起了一丝涟漪，仿佛又回到了征战帝落时代的那一刻。哪怕是如今肉身衰老垂暮，其精气神也依旧长存不息，中气十足地说道：无儿，有此神物，为父起码有20%把握能够突破那大帝之上的极境。想不到啊，今日不仅仅是无儿破太古神元出世的黄金大事，更是无使未来有望冲击万古无一，那永生不死无上之境的一天。好，好，好！苏黄吉大笑一声，一连说了3个好，心情万分愉悦，甚至已经有些迫不及待。面对心情如此之好的父亲，苏九哥也不由会心一笑。苏黄吉目光看向苏九哥，询问道：无儿，接下来你可有什么打算？苏九哥沉吟片刻，自己拥有的是天命反派系统，也就是说需要不断寻找天命主角，壮大己身。无极圣宗、瀚海仙宗是他目前首选的地方。今日系统口中与天命主角相关的那个2个老者，便来自这2个宗门。当然，在此之前，他需要将因果神谋融入己身。苏九哥开口道：许久未曾回到这诸天万界，孩儿想去各大道域看看，毕竟10万年了，我地族苏家的威名当重新响彻在这诸天当中。言及此处，苏九哥眸中闪烁起摄人的神芒，睥睨苍生，一头飘逸的金色长发飞舞，语气霸道绝伦，像是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苏黄吉满意无比，大笑道：好，阴暗面终将卷土重来，那时你我父子并肩而战，定要将这群令人作呕的东西给彻底湮灭。他大手一挥，无数风尘四起，紧盯着苏九哥说道：去吧，无儿，万界才是属于你争霸的天地，记住，站在你身后的是这世间唯一的帝，有什么事为父替你做主。他目光如火，苍老的身躯蕴藏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整个人消失于这天环当中，坐镇于祖地的最深处，无人胆敢侵犯的神圣之地。苏九哥见此眸光闪烁，正准备将因果神谋本源拿出炼化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检测到附近有天命主角存在，检测到附近有天命主角存在。苏九哥不由一愣，他的视线忽然透过重重雾霭，来到一座古殿前，锁定在一位面容坚毅、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年轻人身上。这建筑还挺眼熟的，苏九哥有些意外，天命主角竟然在苏家主殿当中。苏家主殿，一座古老恢宏的大殿内坐着数十人。苏家当代族长苏天正面色平静地坐于首座，而下方几位身着华贵、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面色焦急，像是在商议着什么。因为弟子与帝尊2位大人的出世，苏天心情极好，悠然自得地小酌了一口茶。他瞥了一眼对面坐立难安的羽化圣宗宗主，不紧不慢地说道：安宗主，你羽化圣宗如此大阵仗前来，这是何意？这还未等安宗主说话，身旁一位修为不俗、面容清秀的年轻人便抢先开口。年轻人目光灼灼，似有熊熊烈焰在燃烧，在其肩上有着一只金色的小雀。他紧盯着苏天身旁那容貌英俊、面色平静的青年，大喝道：苏阳宇，3年前你欲夺小瑶神皇之血，今日我林业定当双倍奉还，可敢与我一战否？安宗主在旁听闻，脸色一变，这一刻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他本是打算为自己的亲传弟子主持公道，撑撑场面，却不曾想刚好撞到了苏家弟子破神元出世。当苏九哥与苏黄吉归来之时，远在客店当中的自己不过是远远地观望了一眼，心中便战栗不已。在大帝面前，自己渺小的犹如蝼蚁一般，望而生畏。想不到这地族苏家竟然有一尊活着的大帝，连族中老祖都得出面前去膜拜的存在，哪是他们能够得罪得起的？安宗主此刻早就心生惧意，想要赶快带着林业离开此地。他咳嗽了2声，嗨嗨，林业不可无礼。苏族长，我此次也不过是带弟子前来赴3年之约，绝无冒犯之意。安宗主小心翼翼地说道。而一旁的林业却一脸愤然，每当他想起那日小瑶喋血在自己身前变回原形的模样，便夜不能寐。仅仅只是因为小瑶有着一丝不死神皇血的原因，便要受到苏阳宇如此迫害。林业发誓，哪怕他是地族苏家之人，也定然要他付出代价。他紧盯着一脸平静淡漠的苏阳宇，嘲讽道：苏阳宇，我不过是藏海境9重道宫境的你，莫非是怕了？地族苏家莫非都是如你这般畏手畏脚之人？他的声音不由大了几分。首座上的苏天见状皱了皱眉头，显得有些不悦。好生无礼的一个小辈，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看向一旁的苏阳宇，说道：宇儿，可有此事？苏阳宇乃是他地族内一长老之子，天赋精才艳艳，在苏九哥未破神元出世之前，其在苏家乃是天之骄子级别的人物，这件事不得不让人重视。
苏阳宇目光平静，坦坦荡荡地说道：“是。”他看向下方一脸愤怒的林业，有些诧异，想不到此人竟然真的前来赴约，而且从林业身上道恭敬九重的自己，甚至感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威胁之意。见苏阳宇承认，林业冷笑一声，毫不掩饰地威胁道：“若你真的有种，那么便与我决一死战。若你以为你是地族苏家之人，我林业就会因此退去惧怕，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便是我林业的武道。”安宗主在旁听闻，眼皮直跳，甚至连想一巴掌拍死他的心都有了，怒喝道：“林业，住口！”本来因为诸天无地，苏家虽是古之地族，自己也只是敬畏3分，并非惧怕。可如今无始大帝现世，各方势力震动回，地族苏家可谓是如今诸天当之无愧巨禽势力。他羽化圣宗若是得罪了地族苏家，必然会成为被苏家第一个拿来立威的炮灰。安宗主此刻已经十分后悔带着林业前来的决定，自己这个亲传弟子什么都好，就是太过重情，但这也是自己看重林业的原因。安宗主眼神闪烁，缓缓说道：“苏族长，在下这个弟子生性直率，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我羽化圣宗没别的意思，只是这3年之约既是贵族公子亲口所说，何不给他们2个小辈一个公平切磋的机会？”苏天沉吟了片刻，正准备说话，而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淡笑声：“好生热闹啊，我可以进来吗？”当听到这声音，在场的几个苏家长老心里一惊，皆是坐不住了，赶忙起身相迎。而首座的苏天更是眼神一亮，他甚至连安宗主都不顾了，直奔门店而去。安宗主愣了愣，一旁的林业皱了皱眉头，他还准备大显神威呢，搞什么？只见门店外，一身姿英挺雄伟，神武不凡，气宇轩昂的青年踏立于至尊神吼之上。他面容俊美妖异，眸光如炬，黄金长发如同金色神焰般耀武飞扬。坐下入圣境的至尊神吼兽瞳中满是霸道与威严，神俊无比。一经出现，浓郁至极的威严便弥漫全场，仿佛天地间最耀眼高贵的太阳，生来便是令人仰望的存在。正是苏九哥。安宗主心中震撼万分，无始大帝之子，这般古之天骄怎么也来了？饶是一旁的林业也不由微微失神。好霸气的少年，他是谁？竟然连苏家族长与几位长老亲自接待。身上的小金雀在见到至尊神吼后，像是见到什么莫大的恐怖一般，一时间被吓得浑身淋雨倒竖，瑟瑟发抖。林业见状心里一惊，竟然是连小瑶都畏惧的妖兽吗？这怎么可能？小瑶乃是精灵诸皇，虽然如今他体内的不死神皇血已经消失，但其原本的血脉也高贵无比。他不知道的是，至尊神吼乃是跟不死神皇平起平坐的存在，甚至更高。而苏长歌的这头坐骑血脉纯粹，整个诸天都找不到第2头。林业故作冷静地抚摸着肩膀上的小金雀，说道：“小瑶，别怕，有我在。”苏九哥坐下的至尊神吼自然也是注意到了小金雀的存在，赤金色的瞳孔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小金雀，便将其吓得半死。至尊神吼眼中闪过一丝嘲弄，有些兴致缺缺的匍匐下身，慵懒地梳理着自己的金色长毛。“弟子大人，弟子，您怎么来了？”苏天一脸敬畏的上前，他在至尊神吼身旁仰视着苏九哥，问道：“您不是与大帝进入祖地当中了吗？”弟子。林业瞳孔一缩，显得有些难以置信。苏九哥淡笑一声，轻飘飘的一跃而下，上下打量了一眼大殿，赞叹道：“10万年了，这主殿倒是没什么变化。”苏家几位长老恭敬无比的说道：“弟子大人，您来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等好去祖地接您。”“是啊，弟子大人万金之躯，我这就去通知老祖。”苏九哥不在意的摆了摆手说道：“不必了，我不过是过来看看。”他不紧不慢地走进主殿当中，身旁几位苏家长老毕恭毕敬地紧随其后。一进殿中，苏九哥的目光便停留在了林业身上。姓名：林业，身份：天命主角，羽化圣宗宗主亲传，境界：藏海境，众体质：不死神皇体，功法：战天道经，覆海祖拳，不灭玄功，宝物：翻天鼎，炼妖壶，无极印，当前气运值1万。就是你吗？苏九哥淡淡斜睨了一眼，两人的目光紧紧对视了1秒。林业顿感浑身冰寒，像是整个人都被看穿了一般，如坠冰窖，仿佛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轮不可直视高贵炽热的烈阳。这种感觉是自他修炼至今从未有过的，哪怕是在面对苏阳宇各种超级势力的妖孽，他也从未如此感到过恐惧。他究竟是谁？林业心中惊骇，不知何时已经攥紧了双拳，满身冷汗。苏天将让出了首座，敬畏地说道：“弟子大人，请。”苏九哥也没拒绝，坦然坐下。一族族长苏天在其身旁像是个下人一般，轻手轻脚地倒上茶水，站于身旁。一旁的安宗主犹豫片刻，他朝着林业使了个眼色，拱手上前说道：“在下羽化圣宗宗主安清河，见过弟子大人，恭迎弟子大人出世。”哦，苏九哥来了一丝兴趣。羽化圣宗？他看着身前低着头的安宗主，面色平静地说道：“安宗主客气了，不知安宗主来我苏家所谓何事？”明明是一位小辈，安清河却感觉自己面对像是一尊大帝一般，这便是来自帝洛时代的妖孽吗？光是如此气质，便是当时从未见到过的存在。这浓浓的压迫感让他额头上不禁浮现了一丝冷汗。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是这样的，弟子大人，我羽化圣宗前来，不过是因为我亲传弟子与贵族天骄有一些小恩怨，不足为提，不足为提。”苏九哥小抿了一口茶水，淡淡道：“说来听听。”一旁的苏天见状上前，俯下身徐徐道来，将事情的起因经过一五一十的告知。苏九哥脸色如常，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子，令人摸不透在想些什么。场面安静无比，真落可闻。在听完苏天的一番解释后，他大概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苏家弟子苏阳宇曾经在一处道狱偶遇到了林业肩上的那只精灵蛛皇，因为其体内有着一丝不死神皇血脉的缘故，便想剥夺，但是种种原因让苏阳宇最后放弃了。可林业却依旧不依不饶，便与他定下了3年之约。苏九哥看向那只小金雀，姓名苍瑶，身份天命女主，妖皇道狱小公主，境界道宫境3重，重伤，体质精灵蛛皇血脉，不死神皇血脉，稀薄，当前气运值5000。果然是天命女主，像是等待审判。安清河此时可谓后悔到姥姥家了，出门没看黄历，先是撞到大地出事，现在想不到又遇到弟子本尊，心事提到嗓子眼上了。他时不时的偷瞄苏九哥一眼，生怕眼前这位古之弟子动怒。一旁的林业见状，却有些不满的说道：“苏家弟子倒是好大的排场，师尊，我等前来不过是负3年之约，何故如此低三下气？弟子莫不是想要包庇同族之人？”他见不惯师尊的卑躬屈膝，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反倒要看他人脸色。此言一出，不仅是安清河傻了，就连一众苏家长老也都纷纷看了过来。安清河闻言，呼吸一滞，怒喝道：“混账东西！你可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还不快给弟子大人道歉！跪下！这可是弟子啊！”在其身后站着的是一尊活生生的大帝，哪怕是连他都不敢多有得罪。这个孽徒竟然口出狂言，是真当他羽化圣宗是无敌的了不成？林业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服气的说道：“为什么？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分明是他弟族苏家先做出令人不齿之事，我林业问心无愧。”苏九哥听闻，眼神微微眯起，终于开口道：“所以你们羽化圣宗是想要我苏家给你们一个交代？”声音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安清河心里咯噔一声，问苏家交代？若是事情真上升到那个地步，那可就远非这么简单的事了。他摸不清这位身份尊贵的弟子是否动怒了，赶忙解释道：“弟子大人，您误会了，我羽化圣宗绝无这个意思，只是我这弟子林业生性耿直，前来赴约。”苏九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这样啊，他看向一旁一脸愤愤的林业，平静的说道：“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想要讨个公道？”林业毫不避讳的直视着苏九哥，一脸坚定：“正是，我想你苏家应该不会都是一群敢做不敢当的小人吧？”他话语硬气，只不过微微颤抖的双拳明显底气不足。苏九哥将一切尽收眼底，淡淡道：“不必害怕，毕竟我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之人。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有件事，我想你搞错了。”林业皱了皱眉头：“什么？”苏九哥缓缓说道：“地族苏家，不可辱。”雨落间，一股磅礴浩荡的无上威压席卷而出，铺天盖地的朝着林业身上倾泻，犹如大厦之将倾，巍峨的山岳富立于肩。弟子之威在这一刻尽显无疑。身旁的安清河面色大变，但却根本不敢贸然出手。如此实力，已然远超同龄人之辈。巨大的恐惧一瞬间淹没了林业的脑海，他的身子不受控制的朝着地板砸下。砰！他猛地反应了过来，以手撑地，紧咬着牙关，苦苦支撑。林业艰难无比的仰起头，低吼道：“地族苏家就是如此以势压人的吗？”族长苏天与一众苏家长老在旁冷眼旁观，他们已经忍了这个家伙很久了，胆敢对弟子不敬，若非怕引得弟子不喜，早就直接将此子拍成肉泥。安清河眼皮狂跳，他立刻说道：“弟子大人息怒，弟子大人息怒。”苏长歌眼眸深邃，平静如水，如同俯瞰着蝼蚁一般。面对林业的质问，苏长歌不免觉得有些好笑。这便是你口中的不畏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言罢，笼罩于林业四周的威压尽数消散。苏长歌就是要告诉他，在自己面前收起他那点所谓的自傲与尊严。若是以为仗着自己天命主角的身份就能在自己面前蹦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苏长歌淡淡道：“你说是苏阳宇想要抢夺你肩上那精灵蛛皇的不死神皇血，对吗？”林业咬牙切齿，恨意十足的说道：“没错。”苏九哥恍然，缓缓的说道：“那为何这不死神皇血反而会是在你身？”什么？不仅是林业，包括一众苏家长老在内都脸色一变。安清河目光大为所震，沉声说道：“林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说是苏阳宇夺走了不死神皇血的吗？神皇血可铸就不死神皇体，若非如此，自己也不至于大老远前来。”林业脸色大变，眼神阴晴不定，紧盯着苏九哥。他没有否认，而是寒声道：“你为何会知道这件事的？”当日苏阳宇试图剥夺小瑶血脉，小瑶便动用无上秘法将这血脉最终转移到自己身上，退化为原形。而苏阳宇却还以为是操作不当的原因，才让这不死神皇血流失，为此遗憾离去。这件事除了小瑶和自己，谁都不知道。苏九哥没有解释，而是缓缓抬起手，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力朝着林业身上的小金雀笼罩。小金雀顿时挣扎不已，试图逃脱，可依旧不受控制的朝着苏九哥飞去。林业见此脸色大变，他愤然怒吼道：“小瑶，你给我放开小瑶！龙有逆鳞，触之必怒。”而小瑶便是他林业的逆鳞，无论是谁，哪怕他是一尊大帝林业，也不容许有任何人伤害到小瑶。他暴然起身，藏海境9重的修为冲天起，携带着破灭一切之势，一拳朝着苏九哥拍去。所有人见状瞳孔一缩，没人能够想到林业竟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弟子动手。可手座上的苏九哥却一脸平静，眼神戏谑，那眼神仿佛像是在看一个恼羞成怒的小丑一般，不知死活。甚至不等他出手，身旁的安清河率先动了，运起雄浑无比的真气，一掌将林业给击倒在地。轰！林业如遭重击，顿时头破血流。孽徒，你疯了吗？安清河死死地按着在地上挣扎不已的林业，近乎咆哮道：“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苏家弟子，
以前只当是个性使然，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自负，当真是嫌命长了。与此同时，苏家各个长老与族长苏天将二人围在中央，个个释放出气息惊人的威压，面色不善地说道：“敢对弟子动手，你们羽化圣宗是想与我苏家开战吗？此人必须死！弟子大人，还请让我等击杀此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老夫已经忍你很久了，莫非真以为羽化圣宗能够与我弟族苏家平起平坐吗？”林烨双目赤红，披头散发，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瑶被苏九哥夺走，这种无力的感觉让他浑身燃烧起一股恐怖的气息。他的伤口在迅速愈合，安清河见状紧锁着眉头，这气息果真是不死神皇血脉。苏九哥握着在手中挣扎不已的小金雀，目光漠然，喃喃道：“我听说妖族有一种能够将血脉传承的献祭秘法，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将血脉嫁接给他人，应该是这个没错吧？”林烨通体冰寒，抬起头，双眸满是恨意，死死地盯着苏九哥。苏九哥摆了摆手，笑着说道：“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可是很仁慈的。献祭之术并非不可逆转，既然你如此钟爱这只妖兽，那么我给你个机会。”林烨声音沙哑地问道：“你什么意思啊？”苏九哥起身，抓着小金雀来到林烨身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狼狈不堪的林烨，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能够让这精灵珠皇重新恢复，而前提是将你体内的所有的血液抽干，然后再将这不死神皇血物归原主。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便是你的修为尽废，从此以后沦为一个废人。你能接受吗？”安清河心里一惊，抽干所有血液，好狠！林烨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显得有些难以置信，摇头大喊道：“这不可能！我根本就没有听说有这种办法！你在骗我！要是抽干他所有血液，让他苦苦修炼的修为尽毁，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再者说，不死神皇血的好处，他可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若非拥有此体，他也不敢以藏海境9重的修为就来挑战道宫境的苏阳宇。”一旁的苏家长老们讽刺道：“无知小辈，弟子乃是帝洛时代的天骄，其手段又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弟子大人可是给你机会了，若这妖兽真对你这么重要的话，这反倒是一件好事。”哼，我看此人就是舍不得不死神皇体，毕竟这种体质可不简单。苏九哥眼神微眯，等待了一会，不见林烨回话，似看出了他心中所想，有些慵懒地说道：“无趣，想不到第一个遇到的天命主角就这般水平，简直无聊至极。身为太古弟子的他，更期望面对的是10万年前那些大智若妖、天赋妖孽的存在，毕竟这样才有挑战性。”像是丢垃圾一般，将小金雀丢回林烨眼前。“小瑶，小瑶！”林烨见状疯狂挣扎，而就在这时，一股无上的威力从小金雀体内爆发，轰的一声，小金雀竟然在林烨眼前瞬间爆成一团血雾，连渣都没有剩下。啪！几滴嫣红的鲜血溅射在林烨脸上，林烨整个人正在原地，双目失神，像是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他瞳孔放大，满脸写着绝望与难以置信，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小金雀惨死在自己眼前的画面，浑身颤抖，一股滔天的红色气息冲天而起，似有神皇在悲鸣，古老的气息弥漫，甚至将安清河都给震开。立定！恭喜宿主击杀天命女主，天命女主已死亡，天命主角林烨气运值损失2000，获得宿主获得反派点2000。定！天命主角心如死灰，道心严重受损，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点1000。这的声音宛若最动人的乐章。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而林烨状若疯魔的从地上爬起，燃烧起浑身精血，咆哮怒吼道：“我要你死！”如同来自九幽的咆哮，林烨双瞳赤红，血丝密布，他浑身气势节节攀升，翻天顶、炼妖壶，各种层层法宝一股脑的丢出，犹如一头发狂的猛兽，一声气息，甚至连道宫境的苏阳宇都有些眼皮直颤。苏天冷哼一声，入圣境的威压朝着林烨盖去，在两者如同天堑的差距面前，林烨一个呼吸间，浑身的骨头都被一一打碎，发出阵阵爆鸣之声。他如一滩烂肉匍匐在地，体表氤氲着微弱红色的亮光，不断修复着破损的肉身。众人见状，眼神闪烁，这便是不死神皇体吗？这般恐怖的修复力，也难怪小雨会如此，的确是令人动容。可敢对弟子大人动手，无论他是什么体质，也都到此为止了。安清河浑身冰寒，此刻的他一时竟手无足策。而就在这时，苏家族内突然响起一道愤怒无比的声音：“谁敢在苏家族内动手？”声如炸雷，气息恐怖如渊的苏家二祖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此地。他大步朝着殿内走去，当看到苏九哥时，瞳孔骤亮，赶忙加快了脚步。至尊，安清河瞳孔一缩，想不到竟然连苏家老祖都来了，这下事太严重了。弟子大人，这是发生什么了？二祖匆匆上前说道。他扫了一眼安清河与地上的林烨，皱了皱眉头。苏天拱手道：“老祖，羽化圣宗弟子刚刚对弟子出手了。”你说什么？二祖眸光大战，满是滔天的怒火，宛若一头发怒了的雄狮。一时间，恐怖无比的气流从他苍老的身上迸射而出，浓郁至极的威压瞬间笼罩着安清河与林烨两人。你羽化圣宗竟然胆敢对弟子出手，你们该死！他仅仅是大手一挥，无穷细密的符文化，一道磅礴的神通轰击于安清河身上。不过入圣境实力的安清河，在这至尊之力面前，只是一击便让他口中喷涌出一大股鲜血，胸膛深深的凹陷了下去。噗呵！安清河脸色苍白，胸口不断发出滋滋的焦灼声，捂着胸口，根本不敢有任何抵抗。若非二祖留手，这一击只怕是会直接打爆自己的肉身。二祖冷冷地注视着他，寒声道：“等会再收拾你们。”他转过身，一脸担忧之色，看着苏九哥说道：“弟子大人，您没事吧？”苏九哥摆了摆手，淡笑着说道：“
我没事。二祖脸色难看，他心中满是怒火，凝视着身受重伤的安清河，沉声说道：想不到竟然在我苏家族地内，竟然还有人敢动手。你羽化圣宗，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安清河浑身一僵，脑袋嗡嗡的，他脸色一下子变了，身子发抖。他能感受到眼前这位至尊说的不是假话。地族苏家底蕴雄厚，不知存在多久，在这擎天巨物面前，羽化圣宗渺小的犹如蝼蚁一般。诸天太久没有出现大帝，让人都已经忘记了地族是什么样的古老存在。在这一刻，安清河终于醒悟，在地族面前，羽化圣宗根本不值一提。他慌了，双腿一软，不受控制的跪下，匍匐上前，极度卑微的爬到二祖身旁，说道：至尊，至尊，我羽化圣宗愿意为此付出赔偿，无论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还请至尊网开一面，饶我羽化圣宗所有人一条生路。安清河歇斯底里的说道。地上的林业瞪大了瞳孔，他不敢相信自己一直以来尊敬无比的师尊会有如此模样。他沙哑着声音低吼道：师尊，别求他们，你闭嘴。安清河猛地转过头，脸色犹如厉鬼，眼中充斥着杀意。若非自己这个弟子，羽化圣宗也不会得罪地族苏家。他本是带林业前来赴约，却不想也因此而害了整个羽化圣宗。林业，从现在开始，我没有你这个弟子，你也不再是羽化圣宗的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仗着自己有些天赋，自持甚高，在弟子面前毫不收敛。可笑，我还一直认为你不过是年轻气盛，如今一看是天性如此，刚愎自用。今日你能得罪弟子，明日你就敢得罪大帝，我羽化圣宗迟早要毁在你林业的手里。若非是弟子在此，我安清河必然第一个杀你，永绝后患。林业脸色煞白，不敢相信的喃喃道：师尊。定！天命主角林业与其师尊安清河关系破裂，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在首座上的苏九哥听完不由一愣，嚯，好家伙，这羽化圣宗宗主算是将林业的未来都给猜出来了。如果不是自己的出现，估计身为天命主角林业的人生轨迹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众苏家长老见状冷哼道：晚了，早干嘛去了？你可知道弟子在我苏家代表着什么？你羽化圣宗之人竟然敢当众对弟子出手，罪该万死。二祖目光淡漠至极，冷声说道：这件事你要问弟子，而不是我。你羽化圣宗准备去收拾后事吧。安清河脸上毫无血色，他手指不住的抖动，身为一宗之主，竟匍匐上前，来到苏九哥的脚边，不断恳求道：弟子大人，是我羽化圣宗有眼无珠，不知死活，安某愿意以死谢罪。羽化圣宗其他弟子都是无辜的。弟子大人。苏九哥脸色平静，他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淡淡的说道：安宗主这是哪里的话？二祖不过是一时气言而已。羽化圣宗好歹也是万界中有名有姓的不朽道统，这么多无辜弟子，我苏家如此做，岂不是落了下乘？安清河听闻眼神一亮，他颤抖着声音不断磕头说道：多谢弟子，多谢弟子。苏九哥眼神微眯，笑盈盈地问道：安宗主，我记得羽化圣宗好像是在玄天道域吧？安清河一愣，木然地点点头。那就好。苏九哥恍然朝着二祖缓缓道：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干净，直接将玄天道域从万界中抹除吧。毕竟万界这么多道域，也不差这一个。语气之平淡，仿佛亿万生灵在他眼中也不值一提。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重重地砸在了安清河的胸口。他呼吸一滞，一脸难以置信的怔看向苏九哥，突然心脏绞痛，抽搐不止。噗呵，竟然口吐一口精血，整个人一瞬间像是苍老了100岁。苏家弟子好狠。二祖若有所悟的点点头，正色说道：弟子大人所言极是，既然要做，那就必须得斩草除根。他看向苏九哥的眼神愈发愈恭敬了，手段狠辣果决，不愧为帝尊之子。苏九哥抬了抬手言道：去吧，可别让我们安宗主等久了。在得到苏九哥的命令后，二祖撕裂了身前的空间。作为至尊境，大帝不出，万界中最强的存在，哪怕是相隔无数道域的玄天道域，也只需要片刻钟的时间便能抵达。他的身影消失在了虚空当中。望着那逐渐闭合的裂缝，安清河绝望了。他不敢相信，仅仅只是因为林业一人，便将整个玄天道域给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他面如死灰，哀心莫大于死，深深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林业，转头看向苏九哥，哪怕是到现在，也不敢有任何的怨言。这一切都是羽化圣宗咎由自取的。但安清河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声音沙哑地说道：弟子还请三思，玄天道域亿万的生灵都是无辜的，我安清河愿以生命作为代价，恳请弟子放过我玄天道域一马。言罢，他手中凝聚出一道恐怖至极的力量，令人骇然。周旁的苏家长老见状，眉头一皱，这家伙要做什么？他莫非是想要自裁？哼，觉得一死了之就能逃避的了吗？我苏家就是要让整个诸天都知道，弟子的威严不容侵犯。没错，要怪只能怪你羽化圣宗命不好，收到了这样一个不长眼睛的弟子。在座能够成为地族苏家长老的，皆是没有一个心慈手软之辈。修炼之人与天争、地争、人争，普通修士一怒尚且方圆几里生灵尽陨，更何况是动动脚便能令万界颤动的苏家。在场所有人都知道，玄天道域完了。砰！安清河一掌朝着自己的天灵根重重拍下，整个人浑身一僵，轰然倒地。一代不朽道统宗主，地位尊崇的存在，就这么自裁于地族苏家殿前。当你的实力既不如人时，还敢在对方面前蹦跶的代价便是，甚至连死也不敢死得太过惨烈，生怕血液溅射在这苏家主殿之上，引得苏九哥的不快。安清河死了。林业见此一幕，目眦欲裂。先是自己最爱的女人，又是自己最为敬重的师尊，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惨死在自己面前，让身为天命主角从未遭受过如此情景的他胸腔仿若被仇恨所填满。他还从未这么恨过一个人。一切的始作元凶，高高在上，坐落于首座便能决定一域之生死的苏家弟子苏九哥。林烨用尽全力想要从地上爬起，可是他浑身的骨头都被打碎了，哪怕是不死神黄血也无法修复如此严重的伤势，只能为其吊着一口命。终于，咔的一声，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林烨稳如磐石的道心，在几近受创之后，再也坚持不住，寸寸破碎。他的境界也在此刻急速坠落，像是坐火箭一般，从藏海境9重到8重、7重，最终跌落至空瞳境6重，足足掉了一整个大境界之多。叮！天命主角林烨道心彻底破碎，境界跌落，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苏九哥脸色平静，他看向地上宛若死狗一般狼狈的林烨，姓名林烨，身份天命主角，境界空瞳境6重，道心破损，体质不死神皇体，功法战天道经，覆海祖拳，不灭玄功，宝物翻天鼎破碎，炼妖壶破碎，无极印破碎。当前气运值5500。因为安清河的决裂，林烨丧失了羽化圣宗亲传弟子的身份。还有5500的气运值吗？苏九哥眼神闪烁，足足有1半之多，看来这天命主角抗性还是挺高的，他最为重要的底牌还没有失去。苏九哥缓缓起身，来到林烨的身边，蹲下了身子，笑盈盈地看着他，问道：你很恨我吗？林烨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他甚至说不出话来，但他用眼神回答了苏九哥。那双赤红的双目毫不掩饰责人而视的目光，像是蕴藏着滔天的恨意，正死死地瞪着苏九哥。他后悔了，自己为何要带着小瑶前来，在这般存在面前，尊严傲骨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苏九哥有些唏嘘地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自信的模样。然后我轻轻地踩碎，甚至还没有用力你就倒下了。林烨心脏一抽，瞪大了双目，在见识到苏九哥的手腕过后，一众苏家长老们愈发愈的敬畏了。苏九哥看着林烨笑着说道：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抽血之法吗？他缓缓将手放在林烨的额头之上，从其手中顿时涌出一股庞大的吸力。此刻林烨只觉浑身血液逆流沸腾，直冲天灵盖，似要破体而出。他瞳孔逐渐放大，这抽血吸髓之痛像是将自己的血肉给一刀一刀给切割下来一般。他眼中满是惊恐，浑身止不住的颤抖道：不要！苏九哥仿如未闻，笑盈盈的说道：你看我没有骗你吧。在其手中，一道金色的圆形法阵蓦然出现，那法阵围绕无数古之符文，一道道的金色的流光环绕于林烨的身躯。众苏家长老见状，心里一惊，弟子大人这是要做什么？苏天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紧盯着弟子，眼神一亮，似想到了什么，沉声道：这是早就已经在万界中绝迹的换血之法，弟子不愧是来自帝洛时代的妖孽，想不到竟然会这门功法。什么？众人疑惑无比的看了过去。苏天缓缓解释道：与妖族献祭之法不同，曾经太古时代有这样一门功法，名为血脉置换。那时候一些体质普通的天骄，为了让自己有着更为恐怖的肉身，便会剥离那些强大妖兽体内的血脉置换给自己，甚至连其后代也能够像妖族一般传承血脉。比如现在万界当中各方圣族先族的太古苍龙体、真皇神体、麒麟神体都是由此而来。只不过此法代价太过沉重，被抽血之妖不仅修为尽废，甚至气血衰败，用不了多久便会陨落。弟子大人是想将此子的不死神皇血给剥离出来。有苏家长老惊喜道：照这么说，岂不是那些血脉特殊之人都能够被弟子剥离体质置换给我族之人？只要我苏家不断吞并那些拥有特殊血脉的大族，便能够不断壮大己身，到时候人人如龙，皆是特殊之体。苏天在旁看着一脸邪恶、眼神火热的众长老，没好气地说道：你们是想让我苏家成为众矢之的吗？哪怕是帝尊他老人家也没那个闲工夫去一个个灭太古妖族、亘古仙族与隐世圣族。再者说，置换血脉可没有那么容易，置换之人若是承受不住血脉威压，必然爆体而亡，成功的概率小得令人发指。若特殊体质真有这么容易得到，万界之中那些有名有姓的太古妖族恐怕早就被抽干净了。而另一边，血脉置换已然达到了关键时刻，林烨的气血不断的被抽离，他年轻的肉身变得干瘪苍老，像是一具干尸一般，寿元暴减，生命垂危，甚至连呼吸都十分的困难。突然，苏九哥将手从中抽开，只见一滴晶莹剔透，宛若一道红色神焰一般的血滴赫然漂浮于手掌之上。不死神皇血，这血滴气息惊人，似有神皇虚影在其中长立，古老炽热，一经出现，甚至连空间都变得燥热了几分。这便是不死神皇之血吗？只要能够将此血炼化，便能够成就不死神皇体。苏家众长老眼神火热，饶是苏天也不由十分异动。一直没有说话的苏阳宇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他就是为了此血，才不远万里的前往玄天道域抓取精灵珠皇。叮！天命主角林烨失去不死神皇体，气运值受损2000。叮！恭喜宿主触发天命反派称号3倍暴击奖励，获得反派值6000。哦，竟然还触发暴击了，有点意思。一下获得了6000反派值，苏九哥心情很是不错，转身回到了自己座位上，看着手中的不死神皇血，屈指一弹，那不死神皇血静静地落在了苏阳宇的面前，一个令入圣境都十分异动的至宝，在苏九哥面前仿若随手丢出去的垃圾一般。苏阳宇一愣，不仅是他，就连一众苏家长老与族长苏天也愣住了。赏给你了，苏九哥淡淡的说道。苏天急了，赶忙说道：弟子大人，
这是为何？如此血脉，弟子大人，您若是融合，必然实力暴增。长老们也都神色迫切，甚至连苏阳宇的生父六长老也开口说道：“弟子大人不可呀，小宇何德何能够炼化如此神血？还请弟子大人快收回。”苏阳宇内心激动无比，紧握着双拳。他知晓这枚不死神皇血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十分想要，但身为苏家未来希望的弟子，无疑是比他更适合的人选。苏阳宇捧着那枚不死神皇血，恭敬无比的双手呈上前说道：“弟子大人，还请收回这滴神皇血，唯有弟子您才是最为适合炼化的存在。”面对一众族人的恳求，苏九哥有些头疼。他看向眼前一脸敬畏之色的苏阳宇，毋庸置疑地说道：“本弟子还不需要这种东西，你是我苏家天骄，这枚神皇血是本弟子赏赐给你的。自己已经拥有先天混沌体，乃是诸天最强的体质之一。这不死神皇血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根本并无太大作用。不死神体，甚至在地落时代都排不上号。若这是那小妞的先天道胎圣体本源，自己或许还能考虑。”苏九哥是这么想的。看着一脸威严无比的苏九哥，苏阳宇犹豫了一会。当见弟子目露不悦之色，他这才堪堪收下，双膝一跪，沉声道：“弟子大安，杨宇没齿难忘。杨宇誓死效忠弟子大人，今后杨宇这条命便是弟子大人您的。”面对苏阳宇的示忠，苏九哥不在意摆摆手，说道：“行了，去炼化吧。这不死神皇血可并非这么好炼化的，稍有不慎便会爆体而亡，自己注意点就是了。毕竟身为地族苏家之人，想要为自己效力，若是连区区一个神皇之血都炼化不了，那死了便死了。”苏阳宇眼神坚定的点点头，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自己定要好好修炼，日后能够帮到弟子大人。如此手笔，另一众苏家长老在旁也脸色震撼。苏天见此一幕上前，他看了一眼浑身死意的林烨，询问道：“弟子大人，这个家伙怎么处理？”苏九哥想了想，这天命主角几乎都已经被自己给压榨干净了，但竟然还剩下3500气运，8成是还有什么后手没出来。苏九哥不禁感叹道：“真坚挺啊！”不过玩了这么久，林烨依旧是让他难以提起什么劲，不免有些兴致缺缺。到底杀不杀呢？沉吟了片刻，似想到了什么，苏九哥眼神一亮，笑盈盈地说道：“就送他回羽华圣宗吧。哦，对了，封锁玄天道域，将这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诉玄天道域的生灵，告诉他们3日后玄天道域灭死。”饶是活了数千年的族长苏天也不由眼皮狂跳。弟子大人这一手可真是狠啊！毕竟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诛心。一旁的长老们知晓弟子意思，听闻点点头，颇为赞同地说道：“弟子大人此举妙哉！如此不仅能够让其他道域那些超级势力知晓，立我地族苏家之威名，更可让此子受整个玄天道域的口诛笔伐，笼罩于绝望之中。此子胆敢对弟子动手，直接杀了，还算是便宜他的了。”尚存一息的林烨目光呆滞，当听到此处，口中不断嘟囔着什么“杀了我，杀了我”。苏天上前，有些嫌恶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林烨，朝着苏阳宇说道：“既然如此，阳宇，那你就带着这家伙前往玄天道域，尽量快点，万一二祖已经灭了玄天道域，这可就不好了。”苏阳宇恭敬地点点头，运转真气，直接卷起地上狼狈不堪、苍老无比的林烨，离开了苏家大殿之中。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苏长歌有些慵懒地起身，伸了个懒腰，朝着殿外走去，一边说道：“哈，那也没我什么事了，我走了。他还得回去赶快将因果神矛给融合呢，毕竟这可是不弱于先天混沌体的存在。”从林烨收获了足10500的反派值，这也多亏了3倍暴击。苏长歌十分满意。一旁的苏天见状，赶忙跟了上去，开口道：“弟子，我带您去住处。”众长老则是齐齐喊道：“恭送弟子大人！”再见苏长歌走后，一众苏家长老面面相觑，交谈道：“弟子大人手段狠辣，不愧是为帝尊之子啊！”“是啊，我苏家能有如此弟子，假以时日，万界当中必然又将出现一位新的无上大帝，当真是我苏家幸事。”哈哈，毕竟弟子可是在地落时代都算巅峰的那一批天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妖孽，随便一尊放到现在都是降维打击啊！估计也就是帝尊手段通天，才能够将弟子大人封印在太古神元当中数十万年了。等等，你们说，既然帝尊有如此手段，那帝尊那位挚友长青仙帝之女是不是也会？毕竟那位可是先天道胎圣体啊！此刻万界之中，一处生命禁区，无边之海，一座埋葬在重渊海水深达万米的青铜仙殿内，竟然有着一块与苏长歌所在一模一样的太古神元。太古神元旁堆积着无数仙品灵石，充斥着浓郁的灵气，道运流转。在那神元当中，沉睡着一位肤若凝脂、晶莹生辉，宛如画中之人般的绝美女子。女主无发如瀑般披散，白衣胜雪，气质超尘脱俗，不染烟尘，犹如坠落人间的仙子，不可亵渎。周围的仙品灵气无时无刻的不再融入女子的体内酝酿。而此时神元中的绝美女子眸子轻颤，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眸如碧波，清澈透亮。她动人的美眸中闪过一丝迷茫，看向四周，呢喃地说道：“苏长歌，苏家族地，一处金碧辉煌、磅礴大气的古殿，至尊神吼懒洋洋地匍匐于殿门口。”微眯着双目小酣，殿内摆放着千年夜明珠照亮，在旁更是堆积着数之不尽的天材地宝与仙品灵石，空气中充盈的灵气甚至肉眼可见，氤氲十足，宛若浸泡在灵气的海洋，光是在此地呼吸上一口便沁人心脾。苏天看着身旁的弟子，神色恭敬说道：“弟子大人，这里便是您的寝殿了。弟子大人还请放心，此地绝无人会打扰您修炼，若是有什么吩咐，招呼下人一声便可。”苏长歌点点头，打量了一眼四周，淡淡的说道：“不错，辛苦你了。”苏天听闻咧嘴一笑，
摇头说道：“弟子大人这是哪的话？能为弟子大人服务，这是我的荣幸。既然如此，那我就先退下了。”苏长歌，待苏天走后，苏长歌坐于殿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调出面板。主人：苏长歌，身份：地族苏家弟子，无始大帝之子，境界：斩元境9重，体质：先天混沌体，黄金圣血，100000100，功法：无始地经，100005000，逆道13级，3000/3000，乾元金身1000，宝物：造化神液星号50，斩圣荆棘，震天灵珠，上清地剑，反派值10500，黄金圣血。苏九哥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些疑惑地问道：“系统，黄金圣血是什么？”叮，回宿主需要花费500天命值回答该问题。苏九哥一怔，傻了，开始了是吧？我第一次问就不能免费送一次吗？系统沉默了一会，叮，宿主体内潜藏着黄金圣血，乃是古神之血，证明宿主祖上曾出过大地之上的境界，唯有极少数人能够激活，激活后的黄金之血将改变个人特征。苏九哥沉吟了一会，食指卷弄着自己的金发，看了看，倒是有点意思，怪不得自己与苏家族人黑发不同，倒也挺拉风的。这么说来，父亲也激活了黄金圣血。苏九哥接着问道：“那这反派值有什么用？”叮，回宿主，反派值可用作提升修为、加速功法进度以及兑换系统商城物品。正在为宿主开启系统商城。一个琳琅满目的界面出现在苏九哥眼前，足足有几十页之多，上面无一不是威名赫赫、能够逆天改命的存在。造化神功、3000结魔经、太上无情功、斩仙葫芦、太皇剑，甚至连荒古圣体、苍天神体这般恐怖至极的体质都能够购买。只不过其中所需要的反派值更是贵得吓人，足足要30万之多。苏九哥不禁有些无语，说道：“一个天命主角灵液也不过才1万气运值，这些东西贵得离谱，难不成要我杀30个？等存到30万反派值，黄花菜都凉了。”叮，宿主不要灰心，系统可以回收，仅限天命主角物品。苏九哥听闻这才舒服些，虽然有些可惜不死神皇血已经早交给了苏阳宇，不过他也并没有太过在意，而是注意到了一件武器，一柄通体漆黑如墨，气息如渊般深厚的一柄长戟，黑黄渊戟，地品，域外至宝，纂刻无数古之符文，破万空明，斩尽一切。由太古玄金、先天道石以及各种无上至宝锻造而成，重达10万斤，更是融入一头准地境紫金魔龙，龙魂护体，神魔避让千里。需要反派值1万。苏九哥眼神有些火热，对于剑什么的，苏长歌可是一点都不感兴趣。试想一下，一个身高近2米的神武猛男，若是手持一柄长剑，与其身高做对比，岂不是太过滑稽？戟才是男人的浪漫。而且原主所修炼的主杀伐神通便是逆道13级，这正是最适合不过自己的武器。苏九哥毫不犹豫地花费1万的反派值兑换了这黑黄渊戟。叮，黑黄渊戟兑换成功，当前反派值500。一抹漆黑的光芒浮现，那黑色长戟透露出一股至高无上的恐怖气息，戟身盘踞着黑金色的龙形流纹，延伸而上，活灵活现，似有龙魂在咆哮。戟尖更是银芒闪烁，锋利无比，仿若能够破灭世间一切有实之物，令人心悸。当看到这黑黄渊戟的第一眼，苏九哥就知道自己没有看错，它绝对是最适合自己的武器。苏九哥眸光大战，伸出手握住了戟身，顿时间，一道古老威严的龙吟声响起，一头狰狞恐怖魔焰滔天的紫金魔龙从黑黄渊戟中挣脱而出，气息惊人，朝着苏九哥直面而来。好！苏九哥浑然不惧，霸气至极的沉喝道：“我便是你的主人，唯有跟着我，才能够再次让黑黄的名字响彻诸天。”目光灼灼，言语无容置疑。那紫金魔龙魂竟停了下来，似被苏九哥的霸道所摄，威严龙目像是仔细打量着苏九哥一般，随后环绕于其周身，直接没入他的体内。黑黄渊戟发出轻轻颤动，再也不加抗拒。魔龙认主。苏九哥嘴角扬起，显然心情极好。他轻轻抚着黑黄渊戟的戟身，强忍着想要试上一番的心思，将其收入识海之中。还有一件事没做完，他屈掌一番，将因果神谋本源从系统的储存空间中取了出来。一枚金色炽热、宛若太阳一般的光团静静漂浮在眼前，这股璀璨至极，照耀其整座空旷的殿内，透露着一股古老至极的力量。此物一出现，甚至连殿外的至尊神吼都睁开了硕大的双眸，有些疑惑地看向殿内。苏九哥看着眼前的因果神谋本源，哪怕是连自己的先天混沌体都隐隐触动，这不弱于任何神物起源级的因果神谋，能够洞悉万物，逆转乾坤。苏九哥轻声言道：“让吾看看这因果神谋比起先天混沌体来说到底如何。”因果神谋本源逐渐融入双眼之内，苏九哥眉目紧闭，空阔的殿内安静无声，周围无数的仙品灵石中的灵气朝着苏九哥体内缓缓涌入，在其四周的空间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玄奥无比，仿佛在窥探着世间的天地之理。从他体内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股股古老苍凉的规则气息，若是细听，大道之音靡靡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天空中不知何时乌云密布，汇聚于这座古殿的正上方。那乌云之中，狂暴无比的雷电滚滚涌动，电闪雷鸣，像是在酝酿着一股恐怖至极、毁天灭地力量。苏家族地中所有人都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气息，不约而同地朝着古殿方向望来。这个方向是弟子。位于主殿外的族长苏天瞳孔微惊，喃喃道：“雷劫之力，弟子莫非是在突破？”有长老见此一幕说道：“不对，这气息不像是突破之劫。弟子大人这是在做什么？好古怪的气息，这倒像是某种体质之劫。”
莫非是弟子大人的先天混沌体引动的体质之劫？众说纷纭。苏天见状，沉声开口道：“不管是不是体质之劫，弟子大人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走，去看看。”说完，苏天便御空而起，朝着古殿赶来。古殿内，不知过了多久，苏九哥猛地睁开双神眸，突然间，一道金色神芒冲天而起，这道光芒的直接穿透了古殿，冲破苍穹。轰！乌云中炸雷声响起，这是怎样一双令人震撼的双眸，灿如星河，耀眼至极。其中似蕴藏着生与死的轮回交替重演，大道运转，仿佛要将古今都给照亮。若是仔细看去，在那眸子的深处，竟有玄奥无比的神纹，藏着天道之理、规则之力，勘破世间一切因果与虚妄。而此刻苏九哥身上的气质更是变得愈发的超凡脱俗，金色如燕般的长发飞扬，气宇尊贵霸道，像是一尊屹立于万界至高无上的大帝，通体闪烁着道运神光，令人仰叹。恐怖的雷霆浮现在苏九哥眸中，因果神眸预知现在未来，他的第一个因已经种下，而那能够抹灭一切的雷劫便为果。天道不容许出现如此神物，因果神眸太过强大。苏九哥闭上了双目，当再次睁开时，那古老淡漠的神眸又恢复如初。雷劫吗？苏九哥面色平静，淡淡道。黑黄渊戟蓦然出现于手中，苏九哥不紧不慢地走出宫殿。至尊神吼早已苏醒，庞大的身躯仰视着天空中那酝酿许久的恐怖雷劫，发出阵阵低吼，瞳中毫无畏惧之意。苏九哥看着至尊神吼，淡笑一声，说道：“这是我的体质劫，我自己来。”他缓缓抬起手中的黑黄渊戟，直指苍穹，意气风发，战意十足的大喝道：“来吧！”轰隆隆，似被苏九哥的挑衅给惊动，那雷劫乌云顿时响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雷霆涌动，一道蓝色光芒照亮起漫天乌云，一头粗壮如雷龙一般的雷劫朝着下方的苏九哥直轰而下，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咆哮，似要将其吞噬湮灭。狂暴无比的雷霆乃是天地间至刚至纯的无上伟力，而苏九哥对此轻笑一声，眸中神芒甚至比这雷霆还更为耀眼。他手持黑黄渊戟冲天而起，在远处，苏天带着一众苏家长老匆匆而来。当看见天空中弟子时，所有人目光大震，微微失神。只见苏九哥手持黑黄渊戟，更加衬托出其英武雄伟的身姿，魔龙环绕，气质霸道无双，金发不拘飞扬，宛若一尊行走于人间的古之大帝。这渺小的身影，竟在这天地雷劫前，竟然显得越发高大，如神似魔。所有人心里一惊，弟子大人，真的是弟子大人！弟子大人正在度过体质。族长，我们要不要去帮弟子大人？苏天眼神闪烁，而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都不要出手，安静看着吧。”众人转头看去，一组，您老怎么来了？苏天意外道：“还有3组、4组。”苏家几位老祖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地，他们苍老的面孔看着天空中的苏九哥，眼中满是欣慰与激动之色。一组缓缓说道：“这体质劫是不可能奈何得了弟子大人的，弟子毕竟是无始大帝的儿子，帝落时代的妖孽。”众人听完，见老祖都这么说，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朝着空中看去，手中黑黄渊戟如有千钧，无始地经运转，斩元境9重的修为毫无保留的蜂涌而出，汹涌澎湃。苏九哥手握黑黄，朝着那迎面来咆哮的粗壮雷柱一扫而去。逆道13劫，逆乱！一道粗壮无比的金色神芒扫过，道道符文以粉碎雷霆之势，恐怖的气息似能磨灭大道。两股磅礴无穷的力量交汇，轰隆隆，在那几芒所过之处，空间都被撕裂，那恐怖无比的雷柱竟然被斩成2半，而那几芒依旧威势不减，朝着空中的雷云没入。轰！这密布的乌云都被苏九哥这一击给生生击穿出一道口子，阳光从中透了进来。这巨大的声响惊动了不少苏家族弟之人，他们纷纷赶来此处。当看到空中弟子大展神威时，个个双拳紧握，甚至比他们自己突破还要激动。弟子神威，盖世无双！弟子大人威武！乌云中涌动不灭的雷霆一束束接连不止的落下，所碰之地皆是瞬间化为齑粉，道道深坑浮现，宛若末日审判。为了防止伤到族人，几个苏家老祖见状，大手一挥，运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将族人与大殿笼罩于内。苏九哥目光兴奋，长笑一声：“来得好！”拥有因果神眸的他，能够完美的预知到每个雷劫所落之处，他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冲天而起，直逼乌云深处，像是一尊炽热无比的太阳掠过，平天。轰！炫目的白芒淹没了下方所有苏家族人的视线。当众人再次睁开眼时，这遮蔽千里的雷云竟被苏九哥用黑黄撕裂成2半，顿时间消散于天地之间。天地似乎晋升，所有人怔怔地看着眼前一幕。乌云退散，天空晴朗。苏九哥手握漆黑如墨、气息磅礴的黑黄渊戟，踏立于空中，俊美的脸庞平静无比，眼眸透露着孤傲淡然，睥睨众生。阳光洒落在那黄金长发，像是披上了一层流转的神霞，令他显得更为耀眼尊贵。殿前的至尊神吼突然发出一道威严无比、震耳欲聋的咆哮，吼！所有人心里一惊，如大梦初醒，后知后觉。下一刻，一众苏家弟子们脸色涨红，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欢呼之声：“弟子无敌！弟子无敌！”这般热情，甚至也感染了一众苏家长老。苏天望着空中那绝世神武的身影，眼神火热，他叹服的轻声道：“2招！”这恐怖无比的体质劫在弟子面前，竟然看上去如此孱弱。今日之后，苏九哥的身影必将终身烙印在所有人的心里。哪怕是身为苏家老祖的一族等人，也是失笑着点点头，脸上挂满了笑容。一族抚须说道：“弟子大人乃是先天混沌体，本就是千古罕见的天之骄子，如此表现自然是情理之中。”
苏九哥脸色平静，当注意到了一众苏家长老与老祖时，显得有些诧异。踏空而来，融合的因果神魔后的他，如今气质更是尊贵古老，不可直视。弟子大人，苏天带着一众长老上前，笑着说道：“这才多久，想不到弟子大人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一族也笑呵呵地上前说道：“弟子，你看我苏家小辈都在看着弟子大人您呢。”苏九哥看了眼下方目光狂热的族人，无奈地笑了笑，摆摆手，温和说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不过是度过一个雷劫而已，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有长老听闻在旁笑道：“这体质劫可没有这么简单，恐怕整个万界之中，也唯有我族弟子大人您才能够突破的那么简单了。”是啊，若是这件事传出去了，那可真是令其他天骄绝望。弟子实力，我估计都能够斩杀虚神境的存在了。面对这一个两个不绝于耳的夸赞，苏九哥听得头都大了。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叮！天命主角灵叶被羽化圣宗老祖斩断四肢，废除修为，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哦，当听到系统声音时，苏九哥眼神一亮，嘴角扬起，看来是苏阳宇到了呀。随口敷衍了两句，回到了古殿当中，融合了玄妙无比的因果神谋，他还需要熟悉一下如何使用。自己斩元境9重的修为，竟然也有些隐隐松动，看来用不了多久便能够突破到虚神境。这也多亏了灵叶。苏九哥眼神有些玩味，隐隐期待下一个天命主角会是什么类型的。他伸了伸懒腰，自言自语道：“瀚海仙宗，希望不要让我太过无聊吧。”望着弟子离开的背影，一祖双眼微眯，之前和蔼的模样不复存在，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不怒自威，缓缓开口说道：“苏天，苏天，我在。一祖，今天这件事绝不能让其他势力知晓，知道吗？”苏天一怔，很快便明白了老祖的意思。树大招风，其余苏家长老也都是人精，自然能够听懂其中含义，但还是有长老疑惑地说道：“老祖，这是为何？以弟子的实力与身份，万界当中年轻一辈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弟子身为无始大帝的儿子，那些老家伙想来也不敢出手吧？何须如此遮遮掩掩？依我看，弟子威名理当响彻于万界当中，我弟族苏家也根本就不惧任何人。”另一名长老说道：“老祖莫非是担心有人不顾一切鱼死网破？”一祖点点头，缓缓说道：“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吾族弟子威名迟早要响彻万界，但不是现在。”一祖看向众人，目光灼灼，大声说道：“弟子乃是我苏家未来的希望，如此妖孽天赋之资，若是被我苏家的敌对知晓了，恐怕会不顾一切的出手。若是弟子有所意外，尔等都将是整个苏家的罪人，更是无颜面对帝尊与苏家的列祖列宗。帝族苏家虽然庞大，但也并非毫无敌手，其中极少的古之帝族，更是能跟帝族苏家扳一扳手腕的存在。”苏天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一祖为何不给弟子大人身边安排一个护道者？这样便可极大程度上避免一些意外。”身旁的三祖听闻，眼神一亮，点点头说道：“此言有理，不如让老二做道子的护道者如何？”众长老听闻，心里一惊。二祖，要知道，二祖可是至尊境的存在，这般修为是如今的上界巅峰，无论是放到哪都是一族生死底蕴级别的存在。如此大佬做护道者，是不是太奢侈了？但你说保护的人是弟子大人，那没事了。三祖此言有理，我赞同，没意见。一众长老正色道。一祖思索片刻后说道：“不妥，老二性子比较火爆，恐不能保护好弟子大人。对了，苏天，我记得影子一脉中有个半步至尊境的存在吧？”苏天沉吟片刻，说道：“您是说尹老？影子一脉乃是苏家死士。”一祖点点头，淡淡道：“影子前行手段无人能及，哪怕是至尊都发现不了，而且心性绝对冷静，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有他在，也好替弟子完成一些事情。至于老二的话，就让他守护在弟子身边，若非必要时刻，绝不能现身。为了保险起见，一族也认为要在弟子身边安排一名至尊才最为妥当。”苏天认真的点了点头。三祖打量了一眼四周，问道：“老二那个家伙呢？怎么没见到他人？”苏天老实说道：“玄天道域有个不长眼睛的道统得罪了弟子大人，二祖去灭玄天道域了。”灭道域？三祖脸色有些古怪，不过也没在意，一个道域而已，既然得罪了弟子，灭了就灭了。2日后，玄天道域内，苏九哥乘坐着至尊神吼，气息恐怖，所过之处，所有鸟兽皆是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因为帝族苏家昭告整个玄天道域3日后灭亡的原因，人迹寥寥，街道上无一不是狼藉不堪的摊位，哪怕是过往行人也是一脸悲凉之色，整个道运笼罩在一片绝望之中。羽化圣宗好像是在前方没错吧？苏九哥自顾自的喃喃道。空无一人的身传来一道沙哑苍老的声音：“弟子大人，前面就是羽化圣宗了。羽化圣宗那边怎么说？”苏九哥淡淡的问道。尹老的身影缓缓出现，不带任何感情，声音平静的说道：“林业这些时日受尽屈辱，不仅4肢被羽化圣宗老祖给斩去，更是被悬挂在羽化圣宗审判分宫整个玄天道域的人羞辱观赏。今日便是处决他的日子。看他羽化圣宗的意思，好像是想要因此向弟子您请罪，只不过因为二祖封锁道域的原因，他们联系不上弟子您。”苏九哥听闻摇摇头道：“真惨呐，去看看吧，送他最后一程好了。”尹老点点头，询问道：“只是弟子大人为何要等3日后再灭玄天道域？直接灭了岂不是更好？”苏九哥眼神微眯，斜睨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你话有点多了。”尹老脸色一变，逐渐消失，没入黑暗之中。苏九哥嘴角不自觉的微微扬起。之所以给他3日的时间，一方面是令林业成为玄天道域的罪人，而更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林业还剩2500的气运值，这足以说明
他还有一些底牌没有出现，自己倒是想看看会不会在最后关头有什么转机之处。毕竟意料之外才是天命主角最典型的操作。一想到这，苏九哥就心情大好，反正那小妞嗝屁了，自己说不准还能收几个天命女主做侍女当当。至于那精灵珠皇，他可不是唐散，对妖兽没啥兴趣。今日羽化圣宗审判峰上汇聚了无数的人群，他们是玄天道域内来自五湖四海的修士，不远万里前来。无他，只因在3日之前，地族苏家老祖封锁了整个玄天道域，并且下达了通知，3日之后玄天道域灭。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透出了地族苏家无尽的霸道与自信。而这一切的始作者林业，便是因为得罪了地族苏家某位身份至高无上的存在，才殃及鱼池。审判峰上，林业如同一滩烂肉，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之地。他的四肢被尽数斩断，血淋淋的模样看上去触目惊心。一众羽化圣宗子弟皆是一脸绝望且暴怒的死死瞪着他，那眼神仿佛要将林业给生吞活剥。林业，你个畜生！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天高地厚，胆敢得罪苏家弟子，不仅牵连宗主大人身陨，更是连带着我等玄天道域之内的所有生灵都要一同与你陪葬。你真是好狠的心啊！我早知道此子在我羽化圣宗内绝对是个祸害。你究竟是做了什么天怨人怒之事？我不想死啊！都是你，都是你！在生死存亡之际，无数人哭喊连天，有埋怨、诅咒，甚至承受不住崩溃的。若非是有羽化圣宗长老相拦，他们恨不得直接将林业给击杀个千百万次。在场众人的怨恨加起来，仿佛要将林业所淹没。看着昔日那些和蔼和善的同门师兄弟变得如此狰狞，责人欲试，林业低着头，双眼无声，满头发丝散乱，像是无声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羽化圣宗的长老们知晓弟子们的怨气，就连他们自己也都恨极了。好端端的在宗门之中修炼，偏偏受到了这无妄之灾，任谁心中没天大的怨气都是不可能的。羽化圣宗的大长老看向一旁枯瘦如柴、老得不成样子的老祖，一脸焦急地询问道：“老祖，现在我玄天道域到底该如何是好？我羽化圣宗究竟是犯了什么孽罪，才会面对如此这般绝境灭门之地？”他们老泪纵横，不禁仰天长叹：整整一个道域啊，这里的生灵何止1万之多，如今却都是冢中枯骨，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我们还有挽回的机会吗？我羽化圣宗那么多弟子，难道都只能等死？林业这个畜生，现在做再多也没用了，他所连累的是亿万生灵的性命啊！我等死了也就死了，若是羽化圣宗覆灭，九泉之下该要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混账东西！早知今日，当初我们就该直接将此子杀了。有脾气暴怒的长老咬牙切齿，恨不得直接将林业碎尸万段。老祖轻声一叹，这一刻他仿佛苍老的许多，本就进入天人五衰快要作化的躯体死气变得更加的浓郁，仿佛下一刻便会死亡。就连身为圣人境、自认为看透一切的他，也无力地说道：“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整个玄天道域已经被苏家给封锁了，我甚至都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我羽化圣宗屹立万年之久，气数真的尽了吗？”老祖浑浊的瞳孔中满是绝望与死意。在垂暮之年，本想在守护羽化圣宗里的孩子们，可没想到却要亲眼见证整个玄天道域的灭亡。没有人能告诉他解决的办法，连老祖都如此，更不用说羽化圣宗的弟子们了。几日的口诛笔伐，他们的嗓子都已经变得沙哑。有长老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双目通红，嘶吼道：“我去杀这个罪魁祸首！”七长老住手！沉默许久的大长老突然呵斥道。那名长老一愣，脸上满是颓废之色。大长老，为何啊？为何还要留此人一条性命？大长老大生斥责道：“你难道以为我不想杀了他吗？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想，可是我们不能这么做。还记得几日前的来的那位地族公子吗？若非是……魏公子，我玄天道域早就已经灭亡了。弟子大人既然选择暂时留下我等性命，那么必然是有原因的。”说到这，大长老看向悬挂在审判峰之上凄惨无比的林业，这是唯一的希望了。长老们听闻心里一惊，为什么？大长老缓缓说道：“现在还不能让他死，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他的身上。”羽化圣宗老祖目光悠悠，长叹了口气说道：“哎，希望那位弟子大人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的份上，饶过玄天道域的万千生灵一命吧。”无始大帝，诸天万界之中唯一一位活着的大帝，仅仅是活着这2字的重量，便犹如一座泰山一般笼罩于诸天所有生灵心中。没有人会不长眼的得罪一位身后站着一尊活着大帝的弟子，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过沉重了。相比起哀嚎漫天的玄天道域生灵，此刻的苏九哥显然心情不错，他哼哼着小曲，不紧不慢地来到了羽化圣宗，还挺多的人。苏九哥瞳孔如渊，微眯着眼说道：“他在审判峰上发现了林业的身影，至尊神吼气息恐怖，一经出现便携带着浓浓的威压，笼罩于审判峰之上。有人注意到了这一幕，你们看，空中那个究竟是何人？那是什么妖兽？好恐怖的气息，是要来审判我们的吗？”羽化圣宗的诸多长老们自然也发现了空中那宛若太阳一般的身影，所有人心中一震，入圣境，这是何方大能前来了？所有人心中都升起一股仰望之感，望着空中那至尊神吼，神俊无比的金色的毛发迎空飞扬，粗壮有力的四肢充满着爆炸性的力量，如同一座巨山一般，令人喘不过气来。入圣境所带来的压迫感，令在场众人大为所震。除了羽化圣宗的老祖之外，其他人无不站立惊惧。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恐怖的大妖之上，竟还有一位面冠如玉、龙章凤姿、神武俊美的金发青年。青年气质霸道，
黄金色瞳孔中满是自信与睥睨众生之态。这时，大长老仰望着那耀眼夺目的身影，悬挂于审判峰之上的灵叶突然像是回光返照一般，口中不断发出低吼咆哮之声。呵呵，银老的身影出现于至尊神吼右侧，俯瞰着下方犹如蝼蚁一般弱小的羽化圣宗生灵，其身上半部至尊的气息更是令他们双腿发软，接连忍不住跪地于此。银老皱了皱眉头，缓缓开口道：“吾苏家弟子降临玄天道域，尔等还不匍匐恭迎？”说到这，他的声音大了不少，如沉闷的鼓钟声，重重地撞击在所有人的心里。地族，苏家，下方众人顿时大惊失色。老祖听闻，更是率先跪下：“我羽化圣宗太上长老顾年，恭迎弟子大人。”老祖见老祖都跪下了，一众长老们脸色纷纷大变。大长老反应迅速，沉声呵斥道：“还不都给我跪下！”一时间，羽化圣宗方圆数千里的范围内，所有围观而来的玄天道域生灵、弟子、长老们皆是齐齐下跪，场面壮观无比。所有人带着敬畏臣服的眼神，以头着地，声音直冲云霄，齐声喊道：“恭迎弟子大人降临！恭迎弟子大人降临！”这一刻，他们都知道，眼前这位便是苏家弟子。也正是因为他，玄天道域才会面临如此浩劫。可在他们心中，竟然无一例外，对这身份至高无上的弟子生不起一丝怨念，反倒是对灵业又更加恨透了几分。来自帝洛时代那个天骄层出不穷的顶级妖孽，令他们从灵魂上感到惧怕。这边是帝洛时代的天骄，苏家弟子吗？大长老头深深地抵在地上，浑身颤抖。苏九哥对此一幕也是见怪不怪了，他看了眼尹老，喃喃道：“为何这么做？”尹老脸色敬仰，恭敬道：“唯有这才符合弟子大人您的身份。排场吗？”苏九哥暗暗想到，他淡笑一声：“你认为皓日需要萤火的衬托吗？”他一跃横踏虚空，从苍穹之上走来，如谪仙临世，众生臣服。在其脚下，无数玄奥无比的符文泛起波纹，伴随着日光的照耀下，身姿高大雄伟，犹如一尊黄金神王步步而来。“我就是那皓日。”苏九哥霸道无比地说道。他缓缓落下，黑色的衣袍上铭刻着金丝龙纹，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息。羽化圣宗老祖双眸颤抖，声音沙哑地说道：“弟子大人。”苏九哥淡淡道：“尔等都知道了。”老祖点了点头，不停磕头说道：“弟子大人，是我羽化圣宗管教弟子无方，我羽化圣宗愿意牺牲整个宗门赔罪，一切之物任凭弟子担任您所取，但请弟子大人绕过玄天道域生灵一命，他们都是无辜的。”大长老也是在旁不断叩首说道：“还请弟子大人开恩，请弟子大人开恩，我等长老愿以死谢罪。”其余长老声音洪亮道：“审判峰之外的那些跪在地上的羽化圣宗弟子以及生灵们，当听到此言，无不抬起头望着此处，眼中含泪，大声喊道：‘老祖，长老，我们不走，要死一起死！’”耳旁不断传来众人视死如归的声音。苏九哥淡淡扫视了一眼众人，声音不大，轻声说道：“行了，都起来吧。”见弟子大人发话，羽化圣宗老祖与一众长老们皆是缓缓起身，唯有那些弟子们仍旧是跪地不起，并非他们不想起来，而是在至尊神吼与银老的压迫下，他们浑身动弹不得。苏九哥看了眼审判峰上正死死盯着自己的灵业，不紧不慢地说道：“想不到你们竟然斩去了他的四肢，这畜生得罪弟子大人，万死难辞，罪有应得。”有长老立刻说道。苏九哥没有说话，这群家伙倒也是聪明。他本以为他们将灵业直接击杀，虽然这样灵业身上剩下的气运值会消散，但自己也算是省去了一些麻烦。在苏九哥没有说话之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仿佛在等待死刑的宣判。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度日如年。终于，苏九哥缓缓开口道：“想你羽化圣宗存在万载也不容易，你们的诚意我也都看到了，先这样吧。”此言一出，长老们如遭雷击，满脸不可思议之色。老祖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如蒙大赦。他们如何不清楚弟子这番话的意思？这明显表示弟子大人不会再追究羽化圣宗和整个玄天道域的责任了。羽化圣宗因为弟子的一句话活了。老祖大口大口的喘气，不停说道：“多谢弟子大人，多谢弟子大人。”长老们也是满脸劫后余生之喜，看向苏九哥的眼神更为热切。大长老更是主动开口道：“弟子大人如此海量，我玄天道域承蒙大恩，恳请举宗追随弟子大人，成为地族苏家附属势力，永生永世不得背叛。若有违背，我羽化圣宗必将万劫不复，还望弟子大人肯守。”老祖眼神一亮：“好，说的没错，弟子大人大恩我等无以为报，还请让我等为弟子大人效力弥补先前之过。”随着苏九哥轻飘飘的一句话，笼罩于整个玄天道域羽化圣宗的阴霾被驱散，全然忘了正是因为苏九哥的原因，才让玄天道域面临如此之灾。在他们心中，这一切都是灵业那个混蛋做的，而此刻的苏九哥变得更为神圣不可侵犯，俨然成了整个玄天道域的恩人。我等愿追随弟子大人，我等愿追随弟子大人。如潮起潮涌澎湃的声音遍布，那些跪在地上的弟子们声嘶力竭地嘶喊着，唯独审判峰上的灵业双目赤红，不断咆哮道：“不要求他，明明都是他做的。”可在这人山人海的浪潮中，他一人的声音渺小的犹如尘埃，甚至翻不起一点浪花。苏九哥看着一脸狂热的众人，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人心。他面色平静，仿若整个玄天道域的效力在他眼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而已，淡淡说道：“要谢就谢你们有一个好的宗主吧，若非是他，这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长老们一愣，随后明悟过来，当日宗主安清河为了保羽化圣宗，玄天道域自裁于地族苏家。一想到这，他们心中更加愤怒。
都怪那个畜生！宗主如此疼爱他，想不到竟然反倒是害了自己。宗主大人啊，弟子大人，还请让我们杀了。对，杀了他，杀了他！所有人的仇恨都集中在林烨身上，这是多大一股怨恨！这股怨念甚至都已经无限化时，在林烨的身体周围笼罩着无数玄天道域生灵的诅咒，甚至连身为天命主角的他也承受不住这数以亿万生灵的怨念。叮！天命主角林烨被整个玄天道域舍弃，失去天命之人身份，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只有500。苏九哥眼睛微微眯起，莫非是这林烨还有什么底牌？刚念及此，身旁的尹老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他上前来到苏九哥耳旁小声说道：“弟子大人，玄天道域之外有股强大的力量正在赶来。”而此刻，空中至尊神吼也不断地朝着苍穹之上发出如雷般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好！蔚蓝的天空之中，忽然乌云密布，伴随着隆隆作响的雷鸣之声，笼罩于审判峰的正上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所有人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什么？是雷劫吗？莫非是我羽化圣宗的某位大能在渡劫？不对，这也并没有雷劫的气息啊！饶是羽化圣宗的一众长老们也十分不解。这老祖看向了身旁的苏九哥，低着头请问道：“敢问弟子大人，可是贵族之人前来了吗？”苏九哥没有说话，黄金色的眸子似透过万丈苍穹，直视着天空之上。尹老缓缓开口说道：“这气息，最低也是圣人级别的存在。”苏九哥脸色平静地看了看远处的林烨，大概知道了些什么。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吗？他倒是想要看看，在这真正的绝境之处，这所谓的天命主角究竟会给自己怎样的一个惊喜。若是指望一个圣人境就能够改变眼前局势的话，那未免也太过可笑了一些。苍穹上忽然响起一道炸雷之声，电闪雷鸣，宛若世界末日。轰隆隆，一头遮天蔽日的形似圆形的恐怖凶兽从中透出，所有人瞪大了眼睛，那竟然不是乌云，而是一头周身弥漫着雷电的凶兽——雷鸣兽。雷鸣兽身上站着的赫然是一位身着麒麟华服的中年男人。男人气质霸道，眸光似剑，气息深厚如渊。当看到审判峰之上被斩断四肢凄惨无比的林烨时，他微微一怔，随后双眼通红，发出愤怒至极的怒吼之声。到底是谁敢对吾儿出手？下方的众人听闻面色大变，羽化圣宗一众长老们更是错愕万分。此人竟然是林烨的父亲！从男人身上蓦然爆发出一道毁灭至极的能量，撕破了天空，伴随着无穷的雷电，笔直的朝着下方落下。苏九哥脸色有些古怪的看了看林烨与那中年男人，眉宇间竟然有些相似。圣人境的老爹。身旁的尹老见状冷哼一声，他大手一挥，无数密密麻麻的符文之力笼罩于那股力量周围，风轻云淡的便将其化解。圣人级在他半部至尊眼中还是远远不够看的。林沧海一怔，眼中露出诧异之色，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下方尹老，喃喃道：“竟然是至尊？不可能，羽化圣宗怎么可能会有至尊级别的人物存在？”而另一边，雷鸣兽的出现，空中的至尊神吼似受到了挑衅一般，他硕大的瞳孔中满是暴力与杀意，粗壮的利爪直接朝着雷鸣兽猛地挥去，连带着大片的空间都被撕出了4条锋利无比的抓痕，瞬间破开了雷鸣兽的肥硕臃肿的躯体，喷涌出大片大片的青色的血花。呜！雷鸣兽发出一阵痛苦的嘶吼，身躯摇摇欲坠，让上方的林沧海站立不稳。雷鸣兽！至尊神吼口鼻中喷出雾气，像是十分不屑，缓缓落下来到苏九哥身旁。林沧海此刻有些发懵，他没想到羽化圣宗竟然有至尊级别的存在。就在2天前，身在隐世圣族林家的他，感受叶儿的神魂之火摇摇欲灭，显然是遭受到了大劫。身为林烨的父亲，林沧海在林烨出生之时，曾请来一位老人前来算命，说道：“自己这个儿子乃是天命之人，日后成就必然不凡。只可惜命中注定会有一死劫，近乎十死无生。若是能够安然度过，必将如潜龙出渊，翱翔于9天之中，再无束缚。否则，人死道消，世间再无林烨这个人的存在。”在林沧海的百般请教之下，老人终于告诉他一个避免的方法，那便是让林烨离开隐世圣族之中，安然的度过20岁，或许能够躲避那场灾难。甚至连林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父亲还活着，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个普通小族之人。而今林沧海知道叶儿的死劫已至，身为圣人境的他，哪怕是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助自己儿子度过这次劫难。林沧海死死盯着下方的尹老，沉声说道：“你是何人？半部至尊，这便是叶儿的死劫吗？”尹老皱了皱眉头，眼中闪过一丝寒意，沙哑的声音刺骨冰冷：“是谁允许你站在我族弟子的上方说话了？给我滚下来！”他愤怒至极：“弟子大人身份至高无上，试问整个诸天万界之中，有何人能够比你？而今竟然有区圣人境的存在感，如此蔑视弟子大人，这让他如何不怒？”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骇人，如惊涛骇浪一般，令整个羽化圣宗之人心悸恐惧。天空中却凭空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手掌，直接猛地一抓，将雷鸣兽勒紧的浑身上下迸发出宛若喷泉一般的血液，青色的血液从空中洒落一片。好！雷鸣兽痛苦至极，这伤势甚至比至尊神吼所带来的更加痛楚万倍，差点直接爆体而亡。半部至尊境的威压根本无法反抗。林沧海脸色大变，雷鸣兽像是坠落的陨星一般朝着地面砸下。轰隆隆！一众长老们更是眼皮直跳，这便是无限接近于至尊境的实力吗？尹老还欲出手，苏九哥却淡淡的开口道：“好了，尹老。”尹老一怔，有些不解的看向苏九哥，敬畏的说道：“弟子大人，此人胆敢在我苏家封禁整个玄天道域的期间传入，分明是不将您放在眼里。”苏九哥不在意的摆摆手，
眼神有些玩味地看着坠落在审判峰上的林沧海一眼。他堪堪稳住身形，再没了来时那般从容之色，一脸警惕看着自己这边。人家只不过是爱子心切，我们应当理解一下。见弟子大人发话，尹老暂时撤去了一身滔天的威压，唯独锁定在林沧海身上。一二，当见到林烨那凄惨的模样时，林沧海甚至顾不得其他，脸色痛苦的赶忙来到其身边。他感受着林烨的身体状况后，浑身颤抖。好狠的手段，好狠的手段！道心破碎，修为全无，四肢被废，俨然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废人。林沧海猛地抬起头，像是一头野兽。你们羽化圣宗竟然敢这么对我林沧海的儿子！圣人境的气息让一众弟子们喘不过气来。老祖冷哼一声，直接破除了笼罩在弟子们身上的压力。身后的长老们议论道：“这便是林烨的父亲，想不到那畜生的父亲竟然是个圣人境的强者。”呵，圣人境又如何？若非是因为那小畜生，我羽化圣宗怎么可能会得罪弟子大人？之前一直不见他喊出圣人境的老爹，现在来了，难不成是还想要救人？弟子大人胸襟宽广，好不容易才网开一面，现在林烨他爹又跑出来了，我看是真想让我羽化圣宗万劫不复。你们羽化圣宗该死！尔等可知，吾乃隐世圣族林家林沧海，林烨是吾的儿子，你们竟敢这么对他！林沧海暴怒道：“隐世圣族在万界之中地位极高，可是真真正正有至尊境存在的大族。一个羽化圣宗，最高也不过圣人境的存在，在隐世圣族面前提鞋都不配。这也是身为圣人境的他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进入玄天道域的原因。”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林烨，林沧海眼中闪过一丝内疚之色。他上前不断从储物戒之中掏出珍贵无比的疗伤圣药，喂入林烨口中，随便一枚都是外界价值不菲的丹药。林烨的脸色好看了一些。林沧海喃喃道：“叶儿，为父马上就带你回家，但在此之前，他要将这么对待叶儿的人给碎尸万段。但在此之前，为父会替你报仇。”林沧海霸道至极地说道。长老们面面相觑，想不到这林烨竟然是隐世圣族的人。虽然心中忌惮，但有弟子大人在此，众长老也没在怕的。管你什么隐世圣族，你儿子林烨招惹到了他得罪不起的存在，留他一命都是弟子大人的仁慈。没错，隐世圣族又如何？难道我整个玄天道域的生灵就应当给你儿子陪葬吗？见搬出了林家之名羽化圣宗的长老们都没有畏惧之色，林沧海皱了皱眉头，冷声说道：“弟子。”尹老冷哼一声，他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林沧海身前。隐世圣族又如何？是真当我地族苏家不存在吗？远处的苏九哥与一众羽化圣宗的长老们也漫步前来。地族苏家，当听到这几个字，林沧海浑身一震。前些时日，无始大帝与其帝落时代弟子现世，诸天万界震动。可以说，如今的地族苏家是整个诸天当中如日中天的存在，无人敢去招惹。玄天道域之内，为何会出现地族苏家之人？他一脸警惕地看向尹老，却见这位无限接近于至尊境的存在，竟然一脸恭敬地让开了位置，站于苏九哥身旁。林沧海惊了，黄金色长发如瀑般华丽垂落，眼前这位神尾英武的青年，在全场之中显得是那么的耀眼夺目，像是一尊太阳般令人仰望。哪怕是身为圣人境的他，也不由惊叹万分。你们是？林沧海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羽化圣宗的长老们率先开口道：“你就是林烨的父亲？你可知你面前这位乃是苏家的弟子大人？你儿子林烨胆大包天，竟然敢得罪弟子大人，差点牵连到我们整个玄天道域，罪该万死！”弟子林沧海听闻震惊万分，他看向笑盈盈的苏九哥，心中骇然，有些难以置信的喃喃道：“你是无始大帝的儿子？”羽化圣宗老祖冷笑着说道：“站在你面前的除了是弟子大人，还会是何人？”林沧海摆明了就是来找羽化圣宗麻烦的，所以对于此人，老祖也并没有给上什么好脸色。看着一脸戏谑的长老们，以及神情自若、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苏九哥，林沧海一下慌了，他脸色变得阴晴不定了起来。在他心中有1万个疑问：苏家弟子为何会出现在玄天道域？而他们口中自己儿子得罪了弟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强压下心中的疑问，林沧海深吸了一口气，诚恳地开口道：“在下圣族林家林沧海，见过弟子大人，不知我这儿子到底如何得罪了弟子大人？”见林沧海浑然没了之前的硬气，羽化圣宗的长老们笑了，笑得格外的开心。现在知道怕了？你之前不是很猖狂的吗？还说什么要灭了我羽化圣宗，现在怎么萎了？苏九哥上下打量了一眼低着头的林沧海，光是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周围便泛起一股无形的压迫力。哪怕眼前面对的是一尊圣人境的大能存在，也依旧面色不改，波澜不惊。一旁的尹老冷笑着口道：“林沧海，你那好儿子林烨敢在我苏家族地内对弟子大人出手，我族弟子大人都还未发话，你就想擅作主张将其带走，当真是好大的胆子啊！这莫非也是你圣族林家的意思？”此言一出，林沧海顿时通体冰凉，冷汗直流。叶儿竟然得罪了苏家弟子，他赶忙说道：“不是，弟子大人，这位前辈可是误会了什么？我听闻弟子才刚出世不久，我家孩儿又岂会？”他刚抬起头准备直视苏九哥的容颜，却被尹老以半步至尊境的威压给压得抬不起头。哼，事已至此，不必多言。嗡，一股恐怖的压力骤然而出，林沧海顿时面色大变，还想说些什么，尹老双眸如炬，怒声呵斥道：“跪下！”轰，仅仅一个境界的差距，却犹如天堑。在这压力之下，林沧海死死咬着牙关，单膝跪地，用手撑着地面，不让自己下跪。林沧海自傲无比，以如今年纪，能够位列圣族第一人之位，还从未跪过任何人，哪怕眼前的是一位至尊。苏九哥见状眉头一挑，
来了些兴趣。这林业的父亲看来跟林业一样，都是个硬骨头啊。远处的雷鸣兽似乎也不忍看主人受此大辱，在其身边涌起一股噼里啪啦的电流之声。本来晴朗的天空顿时狂风大作，风起云涌。雷鸣兽发出了奇特的吼叫声。吵！苏九哥听闻皱了皱眉头，喃喃道。他摸了摸身旁至尊神吼柔顺茂密的黄金长发，淡淡的说道：“让他安静一点。”至尊神吼会意，十分人性化的点点头，用庞大的身躯亲昵的蹭了蹭苏九哥，随后纵身一动，完美粗壮的躯体瞬间出现在了雷鸣兽身前。恐怖的兽威滔天，像是万兽之王，兽瞳中满是暴力与嗜血之意。他锋利无比的獠牙仿佛能够撕碎一切，化作一道金色的弧线，从雷鸣兽的身躯中一闪而逝。撕拉！带着汹涌迸发的青色血液，连皮带肉，竟然生生将雷鸣兽那臃肿的身躯给咬下了大半。轰隆隆！一头极其稀有的太古凶兽，神王境级别的雷鸣兽，连带着妖兽内丹，就这么被至尊神吼轻而易举的撕碎成了两半，轰然倒地。好！至尊神吼瞳中闪过一丝嫌恶之色，十分嫌弃的梳理了一下金色的毛发，淡淡的金光闪烁，那些洒落在他身上的雷鸣兽的血液被蒸发，傲然踏立于此，威风凛凛，通体金芒，看上去尊贵高傲，古老且威严。在轻松解决完雷鸣兽之后，至尊神吼又重新回到了苏九哥的身边，懒洋洋的匍匐下身，摇晃着尾巴，与之前那凶残暴力的形象完全不符。见至尊神吼在弟子面前如此温顺模样，羽化圣宗的长老与弟子们都惊呆了，他们纷纷瞪大了眼睛。若非是之前亲眼所见，恐怕他们还以为眼前这是某个驯化过后的宠物妖兽呢。弟子大人这头坐骑到底是什么妖兽？未免也太过恐怖了吧？有人脊背发凉的说道。是啊，我感觉光是弟子大人的一头坐骑，应该就能灭了我羽化圣宗吧？太霸气了，恐怕也唯有这么神俊的妖兽才能够配得上弟子大人。羽化圣宗的长老们不断在身后吹捧道。苏九哥面色平静，抚摸了一下至尊神吼硕大威武的脑袋，称赞道：“做得不错。”雷鸣兽！林沧海咆哮道。只见他目眦欲裂，双目泣血。这头雷鸣兽可是从自己还是少年时便跟随自己，曾接近的雷鸣兽还仅仅只有巴掌那么大小，在自己的培养之下，一人一妖一并度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与其说雷鸣兽是他的坐骑，倒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般的存在。当听过到林沧海如此痛苦的嘶吼声时，恍然又回到了处理灵液那天。苏九哥脸色变得有些古怪。你们父子俩，莫非是都好这一口？他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淡笑一声：“尹老，尹老在。”苏九哥看着单膝跪地苦苦支撑的林沧海，淡淡的说道：“解除他身上的威压，他倒是想看看这林沧海究竟会不会像他儿子那样抱起出手。”尹老有些疑惑，不过也没有多问，心念一动，笼罩于林沧海身上的威压尽数消散。林沧海只觉浑身一轻，大口大口的喘气。他死死地盯着苏九哥以及那头神色轻蔑的至尊神吼，双拳甚至都握出了血来，声音沙哑道：“该死的畜生！”苏九哥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林沧海，眼中满是戏谑与玩味之色。在一番玩弄之后，终于进入了主题，说道：“尹氏圣族林家，你来是打算为你儿子讨个公道？”林沧海浑身一怔，他低着头没有说话。尹老在旁不屑地嗤笑道：“林沧海，你可知上一个要找我族弟子讨个公道的，已经自裁于我苏家族弟之中了。别说是你一个小小的圣人境，就算你林家至尊前来，下场也是一样。”林沧海面带屈辱，能够成就圣人境的修为，在诸天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不容亵渎。而面对尹老的这一番嘲讽，他甚至都无力反驳。别说是无始大帝这四个名字的威慑力，光是地族苏家深不可测的底蕴，便令人心生绝望。或许曾经诸天之中亘古仙族与那些无上帝族还能与苏家扳一扳手腕，可如今大帝现世，弟子出行，谁人看到不必让三分。得罪了弟子，就跟得罪了无始大帝没什么区别。无儿，这便是你命中的注定的结束吗？林沧海回忆起当年老者那震撼的表情，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发现阻止，将林烨带在身边。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林沧海一瞬间像是苍老的几十岁，这点屈辱跟得罪弟子比起来是那么不值一提。现在的他只能够祈求对方不要牵连到自己林家。苏九哥静静地等待了好一会，都未见对方出手。看来至少比起林烨，他父亲的性格倒是稳重不少。在场羽化圣宗的长老们都能感受到林沧海的颓唐之意，可无一人同情，反倒是幸灾乐祸地嘲笑道：“哼，早干嘛去了？本来仅仅是我羽化圣宗的不幸，现在反倒惹火上身，其中竟然还牵连到了尹氏圣族林家。有这样一个儿子，真是替他感到不幸。有其父必有其子。”尹老冷笑道：“弟子大人，依我看，这林家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什么？地上的林沧海瞳孔一缩，就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苏九哥淡淡瞥了他一眼：“给我安静点。”尹老赶忙闭上了嘴，朝身后退去一步。苏九哥转头盯着半跪在地上的林沧海，笑盈盈地说道：“你说我现在就是杀了你和你儿子，你圣族林家可会说些什么？”林沧海听闻浑身一震：“弟子大人问你话呢。”见对方不语，羽化圣宗老祖呵斥道。林沧海神情复杂万分，他不明白苏家弟子究竟想要做些什么，手肘一时失去了支撑着的力气，双膝匍匐在地，头低得不能更低了。任他什么身份，在这身后站着一尊活着大帝的弟子面前都无济于事。就算苏九哥现在杀了他，提着他的头回到林家，族内的那群至尊们恐怕也只会说一句杀得好。林沧海面露挣扎之色，咬着牙说道：“回弟子，林家什么都不会说。”苏九哥听闻大笑一声，俯首说道：“好，看来
你们林家都是一群识趣之人。他地眸微微眯起，闪过一丝摄人的弧光，开口道：“听羽化圣宗这些长老的意思，想来你们父子俩应该是第一次相见。本弟子今天就成人之美，让你们父子俩好好叙上一叙。”苏九哥随手一挥，一枚洋溢着浓浓生机的翠绿色圣丹滚落于林沧海视野之前，像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这枚翠绿色的丹药一经出现，枯木逢春，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甘甜了许多。这气息，光是闻上一口便沁人心脾，一看便不是俗物。上面晕染的纹路玄奥无比，竟是诸天之中失传已久的丹纹。而更为神奇的是，这枚丹药滚落的地面后，青石板之中竟然有小草破土而出，宛若神迹一般。林沧海一怔，眼神有些茫然。有长老认出了这枚丹药，瞳孔大震的喃喃道：“这是青帝丹。”青帝丹，这不是长青大帝所炼制的地品丹药吗？据说只要是大帝之下服用此丹，无论多重的伤势都能够拉回一条性命。不仅如此，更是能够延年益寿，其增长寿元的效果，甚至对圣人境都极大的效果。自长青仙帝陨落之后，诸天再无青帝丹出现了。上一次还是在5000年前的圣域遗址中发现了几枚，可是有不少至尊都前去拍卖的。弟子大人为何会有这种神物？所有人脸色变得狂热无比，闪过一丝渴望之色。长青仙帝乃是圣域之人，听说与无始大帝关系极好，以弟子的身份能够拥有青帝丹，倒也并不奇怪。只是弟子大人这么做究竟是要做什么？哪怕是羽化圣宗的老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询问道：“弟子大人，这是……”苏九哥脸色平静，看着低着头的林沧海，淡淡的说道：“这枚青帝丹足够恢复灵液的气海与四肢，算是本弟子赏给你的。”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不仅是一众羽化圣宗长老，就连林沧海都满脸的不敢相信，眼神死死的盯着那枚青帝丹，一刻也没有放过。我没有听错吧？弟子大人要救那个畜生，这是为何？他们父子俩皆是冒犯了弟子大人您，本该万死难辞，为何却还要赏赐其这般至宝啊？青帝丹的价值，就算是他10个灵液也不足以媲美，弟子大人还请三思啊！所有人心都在滴血，他们万万不能理解苏九哥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地品青帝丹给一罪大恶极的废人服用，这若是传出去，只怕无数人会夜不能寐。毕竟修炼界竞争残酷无比，一枚青帝丹几乎等于给了所有修士第二条性命的机会，万金难求。除了长青大帝以外，再也无人能够炼制出这般神丹。苏九哥看了看捶胸顿足的长老们，皱了皱眉头，不就是一个青帝丹而已，激动的什么？青帝丹在他储物界当中就拥有不下100枚。当年自己还小时，父亲带着自己拜访长青仙帝，就敲诈了不少宝贝。苏黄吉还美名其曰这些是青帝他宝贝女儿提前给自己儿子的嫁妆。对于众人的疑惑，苏九哥也懒得过多解释，他这么做自然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物尽其用。这青帝丹就让灵液释放出他最后的余晖。见浑身颤抖的林沧海，苏九哥淡淡的说道：“你儿子的伤，除了青帝丹，没有任何能够完美办法恢复。这青帝丹，你是要还是不要？”众人听闻瞳孔一缩，羡慕无比的看着跪在地上的林沧海，恨不得此时跪在弟子大人身前的是他们。林沧海如何不知这青帝丹的重要性？他如蒙大恩的说道：“多谢弟子大人。”那般模样卑微至极，完全看不出是一位圣人境的大能。苏九哥嘲弄的看了他一眼，眼中满是上位者的淡漠之色。当见到林沧海准备伸手捡起那枚青帝丹时，苏九哥眉头一挑。哦，一旁的尹老顿时会意，有些事情若是让弟子做，那可就太掉身份了。他上前，在林沧海面色激动的触摸到青帝丹的那一刻，直接狠狠的一脚踩在了他的手掌之上，啪，连带着整颗青帝丹也一同踩碎。这一脚并没有用太大力量，仅仅只是单纯的为了羞辱其而已。而且青帝丹哪怕是变成粉末，也依旧不影响它的功效。尹老目光不带丝毫感情，十分冷漠的吐出了简单明了的4个字：磕头谢恩。林沧海浑身一震，磕头？让他一尊圣人境的存在磕头？如此羞辱之言，简直无异于是将他的脸面给撕碎，毫无尊严可言。苏九哥的声音响起：“怎么？难道不想救你儿子吗？弟子的岂是那么好受的？”林沧海满脸挣扎，一而自幼便失去了自己的庇护，这数十年的亏欠之情，说不内疚那是假的。他脑海中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许久，最后终于败给了现实。只见他十分虔诚的低下身子，头更是重重的磕了下来，砰砰砰，一连磕了3个响头，才停了下来。林沧海面带屈辱，一字一顿的说道：“多谢弟子大人。”这一刻，羽化圣宗的长老们看向苏九哥的目光更为狂热了。圣人境叩首，这便是苏家弟子无始大帝之子，整个诸天之中能够以斩元境的修为，让一尊圣人境的大能跪地叩首的，除了苏九哥，恐怕再也无其他人。苏九哥笑了，俊美的脸庞露出戏谑的笑容，身姿神武挺拔，像是一尊俯瞰蝼蚁的神灵一般，金发飞扬。他地眸低垂，轻声说道：“起来吧，不得不说，比你儿子，你识相许多。”听到这话，林沧海双目通红，圣人境的恐怖气息四溢，周围长老们大惊失色，这家伙是怎么了？他莫非是想要对弟子大人动手？保护弟子大人！老祖发现了其中的端倪，抬手说道：“都住手！”同为圣人境的他，能够看出林沧海现在的情况，受如此大辱，在万千玄天道域生灵眼皮之下，众目睽睽的跪在一个小辈身前，他的圣人之道出现了一丝裂痕。林沧海强压下体内的气息，他伸出手，将地上那些青帝丹的碎渣给捧起，缓缓起身，在苏九哥有些嘲弄的目光之下，朝着灵翼而去。看
看着手中那颗破碎的青帝丹，犹如自己的道心一般。但是为了燕儿，为了整个林家的存亡，唯有一个字：忍。林沧海将碎渣喂入林烨的口中，神乎其技的一幕出现了。青帝丹刚一入腹，在林烨身上就泛起浓郁的生命之力，淡绿色的光芒笼罩，磅礴的生机在不断的修复，滋养着林烨破损的气海被斩断的四肢。四肢的伤口之处，无数细密的肉芽涌动，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本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之地，四肢尽断的身躯便完好如初，甚至连呼吸都平稳了不少。若非是那褴褛的衣裳以及上面干涸的血迹，之前那些伤势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林沧海瞳孔满是狂喜，他嘴唇苍白的喃喃道：燕儿，燕儿。如此一幕让众多羽化圣宗的长老与弟子们惊叹，这便是青帝丹的效果吗？太惊人了，这般神丹简直不亚于令人获得的第二条命。林烨如此伤势都能恢复，这青帝丹不愧是长青大帝所炼制的丹药啊！无数长老们痛心疾首，这般神物竟然给罪魁祸首服用了。苏九哥眸子平静如水，毫无波澜，没有人能够猜得到他在想些什么。林烨，到散发你最后的余热的时候了。此刻林烨感觉身体暖洋洋的，他逐渐从昏迷之中醒来，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当看到苏九哥时，一下便清醒了，瞳孔瞪得老大，不断挣扎着咆哮道：是你，苏家弟子，我要你命，放开我，放开我，我要为小瑶报仇。他的目光择人而视，像是发了疯一般，若非是被死死捆绑于柱上，恐怕会第一时间抱起动手。本来十分心疼的林沧海听到这话后，脸色瞬间大变，混账东西，还不住口！他怒声挥去一巴掌，啪，直接将林烨给抽懵了，如同一泼凉水。林烨怔了怔，满脸不解地看向林沧海：你是谁？他从男人身上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亲近感，就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他一般。看着一脸茫然的儿子，林沧海本来愤怒的心一下就心软了，他目光变得温和内疚，轻声解释道：叶儿，叶儿，我是你父亲林沧海。父亲。林烨听到这两个字时，瞳孔一缩，尘封已久的记忆像是被解开，他有些不可置信的喃喃道：你是我父亲。林沧海虎目含泪，点点头说道：叶儿，没错，我就是你父亲。当父亲二字说出口，林烨的世界观在这一刻仿佛崩塌了一般。他自幼便认为自己无父无母，而今天忽然出现了一个自称是自己父亲的人，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眼中满是质疑、不解、疑惑。林烨有些颤抖地说道：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父亲早就死了。苏九哥淡淡地说道：他的确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隐世圣族大能，开心吗？林烨浑身颤抖，他不断重复着不可能这三个字，而林沧海则是不断诉说着一切的起始缘由。这一对父子俩像是两条狼狈不堪的败犬，互相舔舐着伤口。不，那为何这么多年都从未找过我？林烨不断质问道。似想到了什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狰狞了起来。既然你是我父亲，那你就帮我杀了他。他死死地盯着苏九哥，事到如今，他也依旧是满腔滔天的怨恨，恨不得将其杀之而后快。你不是我父亲吗？你不是圣人境的存在吗？那就替我杀了他，杀了他！他披头散发，宛若疯了一般。重重巨大的打击之下，林烨终于承受不住，崩溃了。苏九哥有些怜悯地看了他一眼。青帝丹能够恢复肉身，但是无法恢复已经破碎了的道心。他知道，如今的林烨就算是自己将他放走，也与废人无恙。林沧海痛心疾首地看着自己唯一的独子，自己本不过是为了让燕儿能够避免那命中死劫，却不想反倒是害了他。自己无能，纵心中有无限的懊悔，现在也无济于事。是为父害了你！林沧海悲痛地长呼一声：是为父害了你啊！林沧海双眸通红地看着苏九哥，他知道这位身份尊贵的弟子大人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父子二人，声音沙哑地开口道：弟子大人，林某自知燕儿之罪，无以为赦。从今日起，我林沧海退出圣族林家，与林家再无关系，只恳请弟子大人宽宏大量，不要牵连到林家之人。苏九哥听闻，眉头一挑，眼神平静地说道：哦，本弟子又何尝说过要怪罪于你林家了？林沧海凄惨一笑，上位者的喜怒难以捉摸，匹夫一怒尚且血溅当场，而眼前这位乃是诸天万界身份最为尊贵的那一批存在，他隐世圣族在对方面前跟蝼蚁没什么区别。抱着最后一丝期望，林沧海试探地询问道：敢问弟子，我一命可否换取燕儿一命？众人听闻哗然，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这家伙疯了吗？竟然打算牺牲自己就一个没用的废人，这可是圣人境的存在，跟老祖一个级别，可不是什么大白菜啊！弟子大人的压迫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就连圣人都无法承受。所有人一时间都看向那位像是皓日般尊贵耀眼的弟子，他们想要看看弟子大人究竟会怎么决定。只见苏九哥眼眸低垂，在听林沧海所言后，缓缓开口，无悲无喜地说道：圣人一命不够。当苏九哥说出不够这两个字时，不仅是林沧海，就连一众长老们都惊了。难道在弟子心中，一个圣人的命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废人吗？他们不知道，对于苏九哥来说，身为天命主角林烨的意义。呵，林沧海自嘲一笑，对于这个结果像是并不意外。他点点头，明白了。吾身为其父，子不教，父之过。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妻儿死在自己面前，枉为人父，倒不如先行一步。说到这，林沧海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一眼疯狂的林烨，他仍在咆哮挣扎。林沧海目光前所未有的柔和，仿佛看透了一切。他摸了摸林烨的脸庞，神色满是慈爱的喃喃道：叶儿，
想不到你我父子相见，却会是这样一番画面，当真是天意弄人。为父无能，无法将你从这深渊之中拉出来。希望下辈子你能够投胎到一个普通人家，平平安安的生活一辈子。雨落，林沧海仰天大笑一声，这笑声中充满着无奈与不甘。在大地面前，强如圣人也依旧毫无还手之力。若他林沧海是一孤家寡人，哪怕是不惜一切，他也会为叶儿报仇。可他身后站着的是整个圣族林家，从林沧海身上蓦然迸发出一股磅礴浩荡的威能，这股气息令人心悸，金色的神芒闪烁，这一瞬间的光辉甚至暂时盖过了苏九哥。审判峰上，无数的生灵面露惊骇，他这是要做什么？尹老护于苏九哥身前，而苏九哥却浑然未动，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知道，从对方跪下那一刻，就绝对不敢对自己出手。无尽的圣人之力涌动于天际，万丈苍穹之上，忽响起大道悲鸣之音。天空中霞光溢彩，沉闷的气息晕染了整个玄天道域。圣人陨，大道悲鸣。圣人境的林沧海竟然选择了散尽一切，肉身、修为乃至灵魂，以身殉道。林沧海最后的余音响起：弟子大人，吾林沧海今以身殉道，毕生修为皆圣人道果一枚，还望弟子收下这圣人道果之后，放过圣族林家。这声音渐行渐远，无数人怔怔地望着天空中那一幕，心情震撼万分，久久不能平息。当万千神芒散去，一枚充斥着无数道韵环绕、晶莹剔透的珠果从苍之上缓缓落下。圣人道果，唯有选择将一切回馈于天地以身殉道的圣人时才会出现，这是天道的馈赠。古往今来，会这么做的圣人屈指可数，因为殉道的代价是神魂真真正正的消融，一个存在彻底的消失，甚至连转世重修的机会也根本没有。普通人服用可立地成圣，虽无圣人之威，但却拥有圣人那般悠长的寿元与对天道的感悟。修炼者服用，哪怕是万中无一的废柴，只要不陨落，也能够修炼到圣人境。而天赋超绝之人更为恐怖，以圣人道果辅助，自我领悟圣道，更有机会可成就一体双圣。可以说，一枚圣人道果，这对所有修炼者而言都是梦寐以求，但却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毕竟没有人愿意付出如此之多。这一刻，所有人的沉默了，哪怕是尹老也是没有想到，林沧海选择付出一切。耳旁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天命主角林业生父林沧海以身殉道，失去最后庇护，气运值损失2000。叮！恭喜宿主触发天命大反派称号，3倍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6000。恭喜宿主完美摸出天命主角所有气运值，现在击杀可获得特殊奖励。圣人道果缓缓落于苏九哥手中，其中传来令人渴望的大道气息。苏九哥脸色波澜不惊，轻声喃喃道：“这就是你的赔罪吗？”我明白了。他将圣人道果收入储物戒之中。林沧海这番行为的确令人十分触动，可在苏九哥心里却没有掀起一点波澜。要怪，就只能怪他没有一个大地境的父亲吧。在这个时代，自己的身份似乎的确很令人畏惧呢。苏九哥忽然感到有些无趣了起来，他看向林业，天空散落的星芒洒落于他脸颊之上。林业被绑于柱上，抬着头一动不动的，似乎受到了林沧海陨落的影响。他的眼神逐渐从暴力疯狂转变成，再然后变为错愕、不可置信、悔恨。他瞪大了眼睛，突然大喊道：“父亲！父亲！”所有人冷眼看着眼前一幕，慈子可真是一个灾星啊！因为他到底还有牵连多少人？下方的弟子当中，有人忍不住喊道：“我要是他，早就是自裁谢罪了，怎么可能苟活到现在？”是啊，林业，你去死吧！你难道还想牵连其他人吗？快死吧！快死吧！审判峰下，无数弟子们大声喊着。林业表情麻木，先是心爱的女人，然后是自己最为敬仰的师尊安清河，后又是生父林沧海，三者接连死在自己眼前，又皆是因为自己而死。他再也接受这个现实。呵呵呵，哈哈，放声大笑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这个家伙莫不是失心疯了不成？苏九哥！林业突然看向从始至终都是一副风轻云淡之色的苏九哥，凝声笑道：“我会等你，我会在下面时时刻刻诅咒着你的。有大地境的父亲又如何？你的下场注定不比我林业好到哪去。”他大吼一声，高高扬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奋力朝着身后的柱子上重重一撞。这一撞似乎夹带着无尽的悔恨与诅咒。砰！头晕脑花，但似乎因为青帝丹的余效还未散尽，强大生机竟然将他从濒死边缘给生生拉了回来。这一撞，想死，但没有死成。林业懵了，苏九哥也愣了。这滑稽的一幕让他一时间实在是没有忍住，扑哧的笑出了声。苏九哥有些忍俊不禁的说道：“我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但是本弟子知道，你很快就要死了。放心，本弟子不是一个喜欢鞭尸的人。”苏九哥又恢复了之前那般淡然的模样。尹老，尹老在。苏九哥转过身，有些懒洋洋的抬起手，淡淡的说道：“送他上路。”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尹老点点头，望着弟子大人离去的身影，一众羽化圣宗长老们有些怜悯嘲讽的看了眼林业，然后赶忙追了上去。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主角林业，获得天命主角所有物：战天道经、覆海祖拳、不灭玄功、翻天顶、无极印，获得反派值1万。地品红色宝箱 X1，地品红色宝箱 X1。”羽化圣宗的大殿外，大长老遣散了审判峰之外的诸多玄天道域生灵。因为林业的原因，这几日整个玄天道域都是笼罩在一片绝望之中，每天都处于担惊受怕之中。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哪怕是在现在
他也仍然有些心有余悸。好在如今的结局是好的，弟子大人宽宏大量，饶恕了整个玄天道域。大长老看着逐渐归于平和的弟子们，长叹一口气，不容易啊，自己这羽化圣宗总算是没有倒在自己等人手中，而且如今抱上了弟子大腿，只要好好表现，说不定羽化圣宗还能够更上一层。一想到这，大长老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宗主，想来你九泉之下也能够瞑目了。偌大的宗门殿内，苏九哥闭着地眸，如火焰般的金发垂落，单手撑着头，坐于首座之上休息。至尊神吼匍匐在其右，口鼻之中呼出氤氲的白雾，气息如渊，霸气外露，像是面对着一尊帝王。殿内真落可闻。下方的一众羽化圣宗长老们望着首座上那神武伟岸的身影，神色敬畏，无人敢出言打扰。尹老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苏九哥身前，恭敬道：“弟子大人已经解决了。”苏九哥缓缓睁开眼，无悲无喜地说道：“知道了。”系统的声音已经告诉了他林业的下场。解决掉一个天命主角之后，在他心里并无太大的波澜。调出面板，看着系统储存空间内新增的数件物品，有不少都是天命主角林业的东西。这些在外界都算得上是不错的功法与法宝，但在他眼中都跟破烂没什么区别。不过也不算是完全没有用处，起码还能给系统回收返还一些反派值。丁，是否选择一键回收天命主角之物？是。苏九哥毫不犹豫地说道。正在计算物品价值，回收中。回收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当前反派值17000。苏九哥听闻脸色一黑，500？系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林业的这么多法器功法，全身家当加起来，所得到的反派值也不过500。丁，回宿主，唯有关乎天命主角气运之物才具备较高价值。苏九哥妈了，气运之物，毕竟与林业自身气运相关的东西都被自己磨得差不多了。等等，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突然反应过来，如果夺走天命主角气运之物，然后再将其给系统回收，那岂不是可以得到2份反派值？像是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苏九哥瞳孔骤亮，显得异动无比。等下次自己一定要这么试一试，500就500吧，有聊胜于无。他的目光停留在了系统所奖励的2个地品红色宝箱。地品红色宝箱包罗世间万物，最低能够开出红色品质丹药、神通、功法、阵法、法宝。是否开启？哦，开盲盒，这倒是有点意思。有些忐忑地开口道：“开启，正在开启地品红色宝箱中。”丁，恭喜宿主获得地阶神通之术，乱戟八荒，红。丁，恭喜宿主获得地具圣衣，万渊墨鳞甲，红。竟然是地阶杀伐神通之术和地具。苏九哥眼神一亮，饶是身为弟子的他，曾见过诸天无数珍贵无比的至宝，在此刻也不由十分动容。要知道，关于己的杀伐神通之术本就少之又少，自己的现在的所修炼的主攻杀伐的逆道13级，也不过是至尊级神通，而防御型地具稀有的程度不在乱戟八荒之下。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喃喃道：“看来我运气不错，检测到有适合宿主地具万渊墨鳞甲，正在穿戴。”嗡，一抹微弱的黑色光芒闪过，万渊墨鳞甲犹如一层薄膜一般穿戴于苏九哥身上，上面一片片灵如墨玉宝，光润透亮，其中气息厚重且霸道。苏九哥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只要他想，这件地具万渊墨鳞甲便会由虚化实。在穿戴了地具万渊墨鳞甲后，从他身上传来的气息更为摄人了，一股浓浓的地具之威从万渊墨鳞甲中散发而出，压迫感十足。在长老们的眼中，首座上的弟子大人在这一刻变得更为朦胧且神秘，天地间治理道运环绕于身，霸气侧漏，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像是君王般上位者的气息。不少长老们心中大惊，是自己的错觉吗？弟子大人怎看上去更霸气了一些？在得到这2件宝物后，苏九哥显然心情很是不错。他扫了一眼下方的几人，淡淡的说道：“我准备在这里停留几天，这里可有适合修炼的地方？”苏九哥并不打算就这么早返回苏家，此次出行解决灵业只不过是一个小环节而已。无极仙门与瀚海圣宗的主角，他还未曾见过呢。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太过失望吧。苏九哥地眸闪烁，轻声喃喃道。大长老听闻脸色一喜，受宠若惊。弟子大人竟然要待在羽化圣宗？他赶忙上前，热情无比的说道：“有，弟子大人，我这就带您去。”一旁的尹老十分不解，这贫瘠之地能够有什么适合弟子修炼的地方？不过这既然是弟子的决定，身为仆人的他自然是不会多问。一众长老们也是面露喜色，在见识到弟子的强势与神威过后，所有人心底都十分清楚，羽化圣宗要是能够抱上弟子的大腿，那日后可真就是飞黄腾达了。弟子大人屈尊远道而来，我等羽化圣宗可是万万不能懈怠的。是啊，这件事本就是我宗不对，弟子大人心胸宽广，不与我等计较，我们可万万不能失了礼数。对于苏九哥打算留在羽化圣宗，他们可是1万个欢迎，巴不得弟子多留几日。大长老卑躬屈膝，身子好似都要弯到地上去了，那般模样俨然像是一位下人。他恭敬无比地说道：“弟子大人，还请随我来。”苏九哥微微颔首，起身拍了拍匍匐在旁的至尊神吼，在众长老敬畏的目光之下，跟随着大长老离开宗门主殿之中。弟子大人慢走，弟子大人慢走！长老们纷纷高声喊道。水榭云轩阁，这里是位于羽化圣宗最为中心的地方，周围刻画的是无数紧密相连的巨灵小阵与构建起整个阵法的大阵，弥漫着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光是呼吸上一口便沁人心脾，神清气爽。阁内的装饰精致典雅，屋檐与木柱上雕刻着龙凤麒麟，屋外种植着灵花灵草，清泉流响，仙雾缭绕，更加平添了一分姿色。
这是羽化圣宗历代宗主居住的地方，与世隔绝，清静无比。在大长老的安排的下，阁中的下人们早就将这上上下下打扫得整洁无比。大长老朝着那群下人们冷声说道：“都给我整理得干净一些，若是让弟子大人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这可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交代完这些，大长老转过身，立马换上了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笑着说道：“弟子大人，不知这里您还满意否？”苏九哥随意的扫了一眼，倒是有心了。有弟子这句话，大长老就放心了。他长呼一口气，生怕有什么伺候的不周到的地方，拱拱手说道：“您还请放心，这些下人们一会便会离开，在这里绝对没有任何人会叨扰到您修炼。”大长老保证道。苏九哥点点头，屈指一弹，一枚绿色光芒流转的青地丹静静地漂浮在大长老眼前。大长老瞳孔一缩，一瞬间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弟子大人，您这是？”苏九哥没有说话，身旁的尹老瞥了一眼，淡淡的说道：“弟子大人赏你的，还不谢恩？”大长老呼吸一滞，双眼死死地盯着那枚青地丹，一刻也没有放过。他缓缓抬起苍老的双手，接过那枚青地丹，这种感觉像是在做梦一般，眼神更为狂热与敬仰了。“多谢，多谢弟子大人。”这枚青地丹对他来说可太过重要了。他神王境的修为活了这么久，寿元早就无多。若是有了这青地丹，不仅能够大大延长他的苍老的躯体，更是有望冲击那入圣境界。说不激动，那是不可能的。不愧是无始大帝的儿子啊！这般珍贵的地丹，像是丢一颗石子一样。这时，身旁的尹老有些不解地上前询问道：“弟子大人，老奴有些事情不明白。”苏九哥，哦，你说。尹老，弟子大人为何打算留在此地？他看了看四周，此处灵气虽说也算充盈，但相较起我地族苏家来说，还是差得太远了。您若是想要修炼，难道回本族不是最好的选择吗？苏九哥笑着看了他一眼，此次出来，吾并不打算这么早就返回苏家。至于为什么，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正好有件事要你去做。尹老恭敬地说道。但凭弟子大人吩咐，老奴万死不辞。苏九哥摆手笑了笑，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闭关的这些时日，你去将无极仙门与瀚海圣宗这两个宗门的资料搜集好，交给我，尤其是其中那些出色的长老与弟子们，明白吗？尹老点点头，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原地。看着尹老消失的身影，苏九哥将那枚圣人道果给拿了出来。圣人道果光泽无比，其中充斥着浓浓的圣人之道。大长老在旁见此一幕，眼皮一颤，这不是林业父亲的圣人道果吗？普通人得到圣人道果，恐怕是会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而苏九哥却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圣人境对他这种绝世妖孽来说，仅仅只不过是一个起点罢了。尘封太古神渊当中数十万载，他所追求的是与父亲一样至高无上的地，大地之位才是自己该考虑到事。一条圣人之道，然令人渴望，但临沧海的圣道并不适合自己。想到这，苏九哥准备将这枚圣人道果给收起，而就在这时，一旁的至尊神吼却凑了过来，亲昵无比的蹭了蹭苏九哥的身躯，兽瞳之中满是渴望，浑身毛茸茸的金黄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金色的大猫咪一般，令人根本难以想象，这是一头人人谈之色变，天地间仅存的最后一头神兽至尊神吼。苏九哥怔了怔，摸了摸他的毛发，怎么了？他看了看手中的圣人道果，又看了看满是垂涎的至尊神吼，从至尊神吼身上传递而来的情绪，让他恍然间明白了什么，不禁失笑道：“你想吃这个圣人道果？”至尊神吼十分人性化的点了点头。苏九哥沉吟片刻，但笑着说道：“想要就给你吧。”一旁的大长老听闻如同实话，直接僵在了原地。我没听错吧？给一头坐骑吃圣人道果，这不是暴殄天物吗？大长老瞪大的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手中的青地丹塔顿时就不香了，痛彻心扉的痛，想自己堂堂羽化圣宗大长老，跺一跺脚都能令玄天道域颤动，万人敬仰的存在，竟然还比不过弟子的一头坐骑。苏九哥没有注意到大长老那怀疑人生的表情，一枚圣人道果而已，他还不放在眼里。何况至尊神吼如今入圣境的巅峰的修为，很快便要突破至圣人境，有了这枚圣人道果，也可以助他快点突破。苏九哥直接将这圣人道果丢进了至尊神吼的嘴里，至尊神吼瞳孔骤亮，他张开宛若深渊的血盆大口，一口将这圣人道果吞入腹中。顿时间，金色的光芒从他身上闪烁而起，无数神霞四溢，至尊神吼身上金黄色的毛发变得更为柔顺透亮，硕大的身躯闪闪发光，像是一尊白天里的太阳。一道道神秘无比的符文道韵环绕于其周围，逐渐融入至尊神吼的躯体之中。忽然，好！狂风大作，至尊神吼仰天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巨大的声响似乎要撕破了云层，传到苍穹之上。这股气息令大长老眼皮直跳，头皮发麻。这是圣境的气息。虽然早知道弟子的这头坐骑神武不凡，绝非什么普通异兽，但身为神王境的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弟子的坐骑这么恐怖的吗？只见神吼身上的气息逐渐平和，但仍旧有一圈金色的光芒在盈盈发光。迈着步伐，找了一处空旷之地，匍匐下身，缓缓地闭上了双目，像是一尊巍峨的泰山一般，消化着圣人道果剩余的力量。现在的至尊神吼还不是完完全全的圣人境界，估计等他体内的圣人道果被完全消化过后，便差不多了。苏九哥地眸闪烁，击杀灵液所获得的反派值足足有接近2万之多，看来自己也差不多该突破了。而且那地级的乱戟八荒神通之术，可是让他心里蠢蠢欲动的紧。也是时候了，苏九哥轻声喃喃道。他转身看向一脸震惊呆滞，明显还没缓过神来的大长老，开口道：“行了，吾要闭关一些时日，退下吧。”大长老一时间反应过来，赶忙点点头，
敬畏地说道：“弟子大人若是还有什么需要的话，直接吩咐我就好了。”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去服用这枚清帝丹了。将一众下人遣散，大长老恭敬地告退一声离去。人群散后，只剩下苏九哥一人在此。他从系统的储物空间中将那地阶神通乱几八荒给调动了出来，一道白色光芒闪过，神通卷宗赫然漂浮于身前。仅仅是粗略的观阅一番过后，便令他受益匪浅。乱几八荒共有9式，每一式的威能都恐怖无穷，可斩日月星河，无愧是为地阶神通。若是配合上黑黄渊戟，自己的战力必然会极大程度的提升。遥想当初帝洛时代，苏九哥便吃了功法上的亏，在这诸天之中，也唯有长青仙帝之女那位先天道胎圣体与自己不分伯仲。不过有了这门功法神通之后，那意义可就不同了。只可惜10万年过去了，自己并未听闻过那女人的半点消息，想来应该是陨落了。苏九哥有些可惜的摇摇头，轻声喃喃道：“看来活得久也是一件本事啊。连父亲大人都成为这诸天当中唯一的大帝了。”将思绪挥去，苏九哥压下略微有些激动的内心，地眸闪烁，缓缓开口道：“系统，领悟这乱几八荒需要消耗多少反派值？”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回宿主，一共需要花费5000反派值。这么多？苏九哥一怔，随后说道：“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毕竟反派值要花在刀刃上。身为先天混沌体，更是无始大帝之子，他的天资与悟性自然是无容置疑的。”黑黄，苏九哥呢喃一声，道漆黑无比的气流盘旋于手，气息摄人，霸道至极的黑黄渊戟出现于手中。手握黑黄渊戟，苏九哥参悟起了乱几八荒之中的一招一式，周围浓郁的天地灵气如海一般涌动而来，汇聚成一道巨大的灵气漩涡，整个场地内充斥着一股玄妙无比的气息。他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状态，不知疲倦地挥舞着手中的黑黄渊戟。从白日到天黑，3天后，水榭云轩阁内，苏九哥将乱几八荒的最后一招领悟之后，猛地睁开璀璨无比的金色地眸，眸光如剑，摄人心魄。金色长发如火焰般飘扬，身姿英武伟岸，穿着墨色鳞甲，如一尊驰骋沙场、傲视9天10地的太古神墨，浑身血气澎湃，从其身上似乎酝酿着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一时间，风卷残云，大浪滔天。苏九哥眸光迸发出神芒，脚下泛起莲纹，踩踏着符文凌空而起，手中黑黄渊戟波光流转，魔龙虚影环绕周身，朝着苍穹之上轰去。乱几八荒第9式，乱谷。无数的金芒从天空中炸起，云层被这璀璨骇人的力量给生生撕裂。轰！随着这道杀伐神通的绽放，在这力量之下，万里无云，灼热的日光垂落了下来，整个云轩阁被金色的光海所笼罩，就连沉睡中的至尊神猴也被惊醒，扬起硕大头颅，仰天咆哮。当恐怖的余波散去，苏九哥手握黑黄渊戟，宛若一尊神王踏空而立，眼中似有神火在熊熊燃烧，变得更为炽热。这便是乱几八荒吗？好强的威能！苏九哥眼神闪烁，轻声喃喃道：“经过3天的时间修炼，他已经完全将乱几八荒所完整领悟。一门地阶神通，寻常人等为了修炼花费100年10年都是常有，而身为先天混沌体的苏九哥却仅仅花了3天时间。虽然到最后为了节省时间，还是消耗了一定的反派值，完善了自身的功法与修为，但这也足以说明先天混沌体的强悍之处。而他斩元境9重的境界也突破到了虚神境。叮，本次修炼消耗反派值3000。”苏九哥低语道：“系统调出面板。主人苏长歌，身份地族苏家弟子，无始大帝之子，境界虚神境1重，体质先天混沌体，黄金圣血100000300，功法无始地经10000010000，乱几八荒10000010000，逆道13级3000/3000，乾元金身1000，宝物黑黄渊戟，万渊墨鳞甲，造化神液星号50，斩圣金戟，震天灵珠，上清地剑，清地丹。反派值14000，还剩14000的反派值吗？”苏九哥喃喃，他缓缓落下，看着同样突破变得更为神俊的至尊神吼，心情极好的他难得夸赞了一句：“不错。”这时，一旁的空间扭曲了起来，尹老的身影从中缓缓出现。他隐藏在暗中观察了好一会，见弟子大人正在修炼，便静静地等候在原地，没有打扰。尹老眼神敬畏地拱手说道：“恭喜弟子大人突破。”苏九哥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你来了，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尹老，弟子大人还请放心，这几日老奴都已经收集好了。他将自己所知晓的人事一一道来。无极仙门现如今在诸天之中的地位较为强势，门内弟子也是一片朝气蓬勃，天骄层出不穷。光是尹老所告知那些能够报得上名号的天骄，就有不下数十位。苏九哥听得有些头大，抬手阻止道：“行了行了，瀚海圣宗呢？”尹老犹豫了片刻后说道：“瀚海圣宗比起无极仙门来说，传来的消息就很少。据说宗门内人才凋零，一直隐居于世。”在一番交谈过后，苏九哥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两宗的情况，倒是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他地眸微垂，面色平静，令人猜不透心思。苏九哥忽然淡笑道：“看来也是时候准备走了。至于去啊，在他心中已经早有了决定。”羽化圣宗主殿之内，一众长老们一脸艳羡地看着大长老。恭喜大长老突破入圣境啊，这可是真是羡煞我等。是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老祖新宗主选人一事，应该就是大长老您的了吧？入圣境啊，我都不知何时能够触摸到这个门槛。呵呵，诸位同门过誉了。大长老此刻红光满面，看上去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抚须大笑一声，这一声苍劲有力，显然心情十分不错。
这都多亏了弟子大人的帮助啊！若非弟子大人所赏赐的青帝丹，老夫也绝非那么容易便能突破入圣境。长老们听闻，皆是叹了口气，羡慕不已地说道：“哎，我等怎么没有这么好的命，能够得弟子大人赏赐？这青帝丹可是地品丹药啊，这服用之后，少说也增加了100年寿元吧？”大长老摇头失笑，作为真正服用此丹的人，在场唯有他知道青帝丹的真正功效。这何止是100年，不说入圣境所带来的寿元增幅，仅仅是这枚青帝丹便有1000年之久。不过为了避免引起他人妒忌，大长老没有将此事说出来，而是暗自窃喜。嗨嗨，弟子大人出手阔绰，尔等只要好好为弟子大人效力，并非没有机会啊！他义正言辞地说道。果然，此言一出，在场诸位长老们皆是眼神一亮。是啊，弟子大人这些时日都在我羽化圣宗，我等说不定也有机会呢。大长老正乐呵呵地笑着。恰好此时，殿外突然传来至尊神吼的咆哮。众长老听闻，心里一惊，这声音是弟子大人的那头坐骑，莫非是弟子大人出关了？快快快，我等快去出门迎接！在见到大长老得到的赏赐之后，殿内的长老们马不停蹄地朝着殿外赶去，生怕比别人慢上一步。殿外，苏九哥坐于至尊神吼之上，金发披肩，面容平静，尹老紧随其后。大殿内的长老们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大长老带领着身后的一众长老们跪地恭迎。弟子大人。苏九哥点点头，面色波澜不惊。他看了眼下方的大长老，眼神微微有些诧异。你突破了？大长老连连答道。多亏了弟子大人恩赐，想不到在老朽有生之年还能突破入圣。弟子大人之恩，老朽真是做牛做马都无以为报。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拍马屁。苏九哥摆了摆手，止住了。他淡淡的开口道：行了，此次前来，本弟子是准备离开羽化圣宗的。什么？众长老听闻，脸色大变。弟子大人要离开？弟子大人这是为何？可是我羽化圣宗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弟子大人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大可吩咐我等啊。是不是无人伺候弟子您？我孙女就不错啊，出落的亭亭玉立，要不我安排她来？长老们满脸不舍，情真意切，诚恳无比的说道。那般模样，就差将苏九哥当成自己亲爹来对待了。苏九哥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下方的众人，挥手道：与你们无关，吾此次前来本就是为了处理灵业，如今时候也差不多了，多留无益。众老们面面相觑，他们心底有1万个不舍呀，可又没有办法。见弟子大人去意已决，大长老开口说道：好了，弟子大人的想法也是你们能决定的。都安静。得到青帝丹后的大长老俨然成为了弟子大人最忠实的簇拥者，而其他长老们心底纷纷暗骂道：呸，这个老匹夫自己得了便宜还卖乖。大长老上前朝着苏九哥拱手恭敬道：弟子大人对我宗恩重如山，还请您收下这枚令牌。一枚白玉色的令牌出现，上面雕刻着一个羽字。只见大长老双手将令牌呈上，面色虔诚敬畏。这是老祖让我交给弟子大人您的，此令牌乃是我羽化圣宗的宗门生死令，有此令可调动我羽化圣宗所有在内的成员和弟子，身份至高无上，甚至比我宗宗主还要高出一个级别，还望您收下。苏九哥看了一眼，点点头，也没有拒绝，将令牌随手收入储物戒当中后，转身欲走。这时，主殿之外突然响起了一道娇斥的声音：放开我，快放开我，我要见弟子大人。当听到这声音，长老们微微一愣，苏九哥也是怔了怔，他朝着殿外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羽化圣宗弟子服的少女正被几个守门弟子所阻拦住，他不断想要试图进来，大声喊道：弟子大人，弟子大人！一名守门弟子匆匆而来，小声说了些什么。大长老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大声训斥道：混账东西，你们都是怎么看门的？我羽化圣宗主殿内岂能让一个弟子闯入？若是叨扰到了弟子大人，尔等死10次都不够。他心底那个气啊，本来还想在弟子大人离开之时留下一个好印象，想不到竟然突然闯入个门中弟子跑到这。他赶忙转身朝着苏九哥歉意道：弟子大人，实在是不好意思，门内管教弟子无妨，让一个外门弟子闯了进来。此刻门外的少女依旧是不依不饶，挣扎着喊道：弟子大人，求您了，让我见你一面吧。苏九哥表情平静，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淡淡的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大长老有些犹豫的说道：是这样的，您待在我羽化圣宗的这些时日里，消息不知怎么的传了出去，这几日来倒是有不少我宗仰慕您的弟子和玄天道义的修士想要前来一睹弟子大人您的尊荣风采，而这个弟子最为奇葩，几乎每日都要在此地闹上好几个时辰才罢休，更是在那守了3天。他也实在是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此女身份特殊，还真不能用强处理。苏九哥听闻，脸色有些古怪，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叮，检测到宿主身边有天命主角出现。叮，检测到宿主身边有天命主角出现。苏九哥一怔，这羽化圣宗当中竟然还有个天命主角，不会是？似想到了什么，苏九哥朝着那少女的位置看去，姓名林妙一，身份天命主角，羽化圣宗弟子，境界宁海境5重，体质红莲神体破损，功法赤火诀羽化心经清风步，宝物无，当前气运值12000。还真是。苏九哥的表情有些精彩，他是万万没有想到，门外那吵着要见自己的少女竟然是一位天命主角，不禁来了一丝兴趣。大长老，我这就去驱逐此女。苏九哥，让她进来吧。两人异口同声道：啊！大长老愣了愣，有些不明所以。弟子大人竟然要见他，固然心中疑惑，但弟子都这么说了，他只好满脸不解的点点头，大步来到门前，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林妙一，说道：说过你几次了，等弟子大人走了，有你好果子吃的，进来吧。
林妙一听闻，美眸一喜，见守门弟子不再阻拦，直接无视了大长老的恶语，赶忙来到了苏九哥身边，然后二话不说，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砰砰砰，上来就是3个响头。弟子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还请弟子大人收下我，让我为您效力，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这猝不及防的一跪，让所有长老们都傻眼了。你这是做什么？还不快点起来！哼，想的倒是挺美啊。以弟子的身份地位，若是想收追随者，那估计得从玄天道域的东边排到西边去，更别说在见识到弟子神威过后的玄天道域之人了。眼前这个少女，不过宁海境的修为，连杂役弟子不如，这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大长老更是一脸暴汗，眼皮直跳，有些惊惧的看了苏九哥一眼。苏九哥不免觉得有些好笑，天命主角为我效力，真是活久见啊！这个天命主角倒是有点意思。看着跪在地上的林妙一，苏九哥面色平静的缓缓开口道，抬起头来。在那日苏九哥审判林业时，林妙一在一众羽化圣宗弟子之中，与这万千弟子们一样，仰望着苏九哥的神威，那般霸道至极、威风凛凛、毋庸置疑的模样，无不令人叹服。地族弟子，就连平日里羽化圣宗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老们，在弟子大人面前都卑躬屈膝，像是一个仆人。这让林妙一被仇恨所填满的内心，竟然泛起了一丝涟漪。站在人群中，美眸迷离地看着上方的苏九哥。娘亲去世前曾告诉过自己，以后会有很多人喜欢自己，但若是要找未来的道侣，万万不可找优柔寡断、懦弱之人。因为娘亲她正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人，才落得如此下场。那个男人也就是他的父亲，因为性格懦弱，在家族的安排之下，自己刚出生时便抛弃了他们母女俩与另一个他族女人联姻。也因此，林妙一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将自己的意志灌输于他脑中，这让林妙一决定自己以后相伴一生之人，绝对不能是像那个男人一般怯弱犹豫，必须是一位霸道至极、说一不二的存在，哪怕在他身边的红颜不止一个。而在见到苏九哥之后，林妙一心里莫名的涌起了一股异样之情。被长老们所环绕于中心的苏九哥，就好似一尊太阳，是那么耀眼尊贵，神武不凡，遥不可及。仅仅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便自惭形秽。而今天，他终于见到了那位弟子大人。苏九哥乘坐于至尊神吼之上，俯瞰着下方跪在地上的天命之女，淡淡的开口说道。抬起头来，大长老脸色变了，赶忙说道：弟子大人，这可万万不可呀！此女相貌丑陋，怎可辱了弟子您的法眼？苏九哥抬手，大长老一时间闭上了嘴。林妙一闻言一怔，从思绪中回过神来，他缓缓地将头抬起，见过弟子大人。一张略带着雀斑的小脸，还有一对大龅牙，皮肤枯黄，鼻梁坍塌，让人一眼看去只会卧槽一声。卧槽！凤姐！但令人诧异的是，这副丑陋面容之下，竟有着一对好看的双眸，晶莹透彻，犹如一汪荡漾秋波中镶嵌着的2颗黑宝石，乌黑透亮，带着独属于少女倔强与仰慕之情，直视着苏九哥。这极具反差的一面，让苏九哥怔了怔，他是真没有想到，这天命之女会长得这么磕碜。再怎么说，也是身怀大气运、老天眷顾之人，也不至于长成这样吧？大长老面如死灰，哀呼一声：完了！如此丑女，这不是糟了弟子大人的心吗？他愤然道：够了！若非你母亲与我羽化圣宗有过交情，老夫早将你交给惩戒殿了，还不快滚！其余长老们也是纷纷摇头叹息。要知道，能够褪去凡身，成为修炼者，都能够剔除糟粕，大多模样不会太丑，不仅是气质上面，样貌上面也是一样。例如，中品样貌会变为上品，上品则是变得更完美。这也是为何修炼之人就没几个丑的原因。像林妙一这般模样的，在玄天道域内都属于是珍稀物种了。林妙一倔强的没有说话，在他眼中，仿若只有弟子苏九哥一人。此人的眼睛倒是生得漂亮。苏九哥从林妙一的眼中看到了敬畏与倾慕之情，还有夹在深处的一丝仇恨。似发现了什么？融合了因果神眸的苏九哥，很快在林妙一的那张脸上发现了一丝不和谐之处，似有雾霭阴云笼罩。苏九哥地眸微微眯起，忽然似笑非笑的盯着林妙一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林妙一还未开口，一旁的大长老便率先说道：弟子大人，此女名叫林妙一，是我羽化圣宗曾经一位女长老的女儿，只是因为家中发生了一些事，自幼没了父母，便一直在我羽化圣宗待着。苏九哥斜睨了大长老一眼，有些不悦的说道：我问你话了吗？大长老听闻，通体一寒，冷汗直流，赶紧闭上了嘴。林妙一，苏九哥看向下方跪地的林妙一，有些玩味的说道：想要为本弟子效力的人可太多了，你觉得你跟其他人比起来有什么资格？难道就凭你宁海境的修为？林妙一沉默了，他犹豫片刻后，脸色坚定的说道：还请弟子大人收下我，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对弟子大人您都更为忠诚敬仰。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苏九哥忽然笑了起来，他从至尊神吼之上下来，缓缓走到林妙一的身边，地眸盯着他，不紧不慢的说道：忠诚？你口中的忠诚，莫非指的是用法器遮蔽自己的真实容颜？此言一出，长老们皆是心中一惊，满脸不解地看向地上的林妙一。林妙一更是娇躯一震，他眼中满是不敢相信之色。母亲生前留给自己唯一的宝物幻月乌纱，这可是连长老们都无法察觉的存在，弟子大人怎么会？苏九哥摆了摆手，转身淡淡的说道：行了，我也不在乎你到底长什么样，本弟子不需要你所谓的忠臣。见弟子大人转身离去，林妙一一时间心慌不已，急忙解释道：弟子大人留步。他咬了咬嘴唇，心中挣扎不已，最终还是选择解除了幻月乌纱的效果。我是真得想要追随你。
林妙一抬起头，美眸有些雾水地看着苏九哥的背影，说道：“接下了幻月误杀后的林妙一，之前丑陋的面容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清丽可人的俏脸，明眸皓齿，肤若凝脂，晶莹的肌肤吹弹可破，琼鼻精致而小巧，朱唇嫣红诱人，带着少女独有的娇羞，钟灵毓秀，仿若一位含苞待放的娇嫩花朵，令人仅仅是看上一眼便忍不住心生疼，爱想要呵护。”林妙一轻咬着朱唇，在露出了真正的容颜之后，有些不敢去看弟子大人。弟子大人会嫌弃我吗？他有些担忧地想到。一众长老见此一幕，眼睛都瞪直了，这表情甚至比见到大长老突破还要精彩。更有甚者，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双眼，怀疑是不是看错了。这怎么可能？此女竟然出了这般水灵动人，我没看错吧？这是林妙一。大长老一脸见了鬼的表情。林妙一10岁时来到羽化圣宗，待了7年之久，一直以来都是以之前那般丑陋的面容示人。如今突然告诉他那容貌都是假的，这才是他真正的容颜，这如何不让人心惊？在震惊过后，有长老喃喃道：“我早就说了，其母当年作为我羽化圣宗的最为貌美的长老，身为他的女儿，怎么可能这般丑陋？这么多年来，他为何都要隐藏容貌？莫非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他就是用之前那个样子生活了7年之久吗？”长老们议论纷纷，可苏九哥甚至没有转过身看他一眼。林妙一灿若星河的美眸变得有些通红，他抓紧了双手，不断恳求道：“弟子大人，我不是故意要隐藏容貌的。母亲在去世时便让自己一直这么做，多年以来不断被人嘲笑，他甚至早都习惯，快要忘了这件事。”苏九哥的脚步停了下来，他缓缓转过身，看着一脸渴望、楚楚可怜的林妙一，面色平静，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身为地族弟子，曾经在帝洛时代，什么女子没有见过？冷若冰山的仙子，风情万种的魔女，端庄典雅的圣族圣女，以及帝洛时代无论天赋还是容貌都举世无双的那位先天道胎圣体，而林妙一都不属于这一类。但不得不说，林妙一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小家碧玉、清纯可人的美，尤其是那对明亮的双眸，令人印象深刻。苏九哥眉头一挑，他来到林妙一的身边，缓缓地蹲下身子，用手挑起了林妙一的下巴。如此放肆轻薄之举，林妙一竟然没有丝毫抵抗，而是娇躯颤抖，俏脸绯红的直直看着苏九哥，感受着弟子身上的气息。林妙一只觉自己心跳的厉害，近距离的见到弟子大人的容貌，比几日前看得清楚10000倍。俊美妖邪，眸如深渊，满是睥睨与霸道不羁。林妙一竟然缓缓地闭上双眸，只是他那长长的睫毛不自觉的轻颤，暴露了他内心的躁动。这不挺好看的吗？为何要以假面目示人？苏九哥淡笑一声，抽身站起，淡淡的说道：“起来吧。”一缕清风拂过，林妙一跪得有些僵硬的身子不受控制的被托扶了起来，她双腿有些发软，美眸如同玉珠，流光转动，声音比蚊子还小：“多谢弟子大人。”众长老见此一幕，心中更为震撼了。弟子如此轻易的举动，莫非是看上林妙一了？他们心中无数个想法闪过，一时间激动了起来。好啊，若是林妙一真能被弟子大人看上，那么他羽化圣宗这一下可是实实在在的要起飞了。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似莽撞、一直以隐藏容貌的女子，竟然能够引起弟子大人的注意。苏九哥盯着林妙一，沉吟了片刻，表情平静，令人有些捉摸不透。天命主角主动为自己效忠，这是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一直以来，在他心里都潜移默化的觉得，自己既然身为天命反派，那么所有的天命主角都应该仇视自己，水火不容。林妙一的出现倒是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怎么办呢？苏九哥纠结了起来。老实说，以林妙一宁海境的修为，帮不到自己什么，甚至还会拖累自己。哪怕他是天命之人，而且身为天命主角，他有属于自己的逆天机缘。苏九哥心中暗暗道：系统，这天命主角是怎么一回事？叮！宿主大人自带王霸之气，天命主角抵抗不了也是很正常的呢。亲，苏九哥嘴角一抽，皮这一下你很快乐是吧？有没有这天命主角的全部信息？回宿主，消耗反派值1000，能够查看天命主角完整的个人信息。哦，为了更加清楚的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苏九哥毫不犹豫的花费了1000反派值。林妙一的全部信息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帘。姓名林妙一，身份天命主角，羽化圣宗弟子，新增年龄17，新增性格病娇固执仇视，境界宁海境5重，新增体质红莲神体未觉醒，厚积薄发之体，一朝觉醒天地色变，生来便自带红莲神火，能够焚烧炼化万物，火焰的主宰。完美的红莲神体与之双修，可获大量修为与天道之理。3000神体中排名第34。功法赤火诀，羽化心经清风步，新增宝物幻月误杀，新增生平经历，从小被父抛弃，母子俩相依为命。10岁那年母亲逝世，隐藏容貌努力修炼，想要为母报仇，寻找亲生父亲，讨要一个说法，极度仇视男人。当前气运值12000，这般苛刻的人生经历倒是很配天命主角。但是这病娇和极度仇视男人又是怎么回事？苏九哥愣了愣，他有些古怪的看了看一脸忐忑不安的林妙一，完全跟仇视沾不上边。系统的信息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苏九哥最后只能将其归功于林妙一为自己效力，是想要找亲生父亲报仇。红莲神体，他想了想了，说道：系统，商城中可有什么能够提前能够激活他红莲神体的东西？丁，回宿主，造化通玄丹，能够激活任何隐藏的特殊值。弊端，若无体质服用没有效果，
需要消耗反派值3000，是否兑换？这么多吗？苏九哥颇为有些心疼的兑换了一枚造化通玄丹。在兑换完造化通玄丹过后，他看着林妙一，淡淡开口道：“你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些。”林妙一听闻一怔，一下子失落了起来，有些不甘心的低下了头，强忍着心中的难受，缓缓说道：“我明白了，弟子大人。”是妙一痴心妄想了。他知道，以自己宁海境的修为，在羽化圣宗都算是最低下的存在，更别提眼前这位还是想还诸天、身份至高无上的苏家弟子。长老们闻言也是叹息一声：“唉，真是可惜了。”见林妙一心灰意冷，苏九哥觉得有趣，似笑非笑了起来。如此轻易便丧气，这是要如何追随本弟子？什么？弟子大人的意思是？林妙一美眸变得错愕无比，不可置信抬头看着苏九哥。苏九哥面无波澜，屈手一挥，一枚储物戒静静地漂浮在了林妙一身前，开口道：“什么时候到达神机境，就来圣皇道域地族苏家。”林妙一懵了，这幸福实在是来得太过突然，他甚至一时间都还没有缓过神来。羽化圣宗的长老们激动得浑身颤抖，大长老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双眸明亮无比地说道：“妙一，还不快点叩谢弟子圣恩！”林妙一有些木然地点点头。苏九哥看了眼大长老，淡淡地说道：“你羽化圣宗倒是出了个不错的弟子，机会很多时候是靠自己争取的。就比如林妙一，若非主动前来，自己说不定会因此而错过。而天命主角的身份，便是林妙一自身的筹码，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完这些后，苏九哥雷厉风行地转身呈上至尊神吼，化作一道金色的光芒离开了此界。在离去之时，尹老深深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林妙一，他眼神闪烁，沉声开口道：“林妙一，自弟子大人从太古神元中苏醒以来，你是弟子所收的第一个追随者。老奴虽然不知弟子大人为何这么做，但以弟子大人性格，绝不会平白无故就收下你。这是本座的密令，你可千万不要让弟子大人失望。”尹老拂袖甩出一枚黑金色的令牌，上面雕刻着几头太古凶兽，正中央刻着醒目的尹字，苏家尹卫。随后，尹老消失在了原地，追随苏九哥而去。第一个，场内所有人心中都回荡着这3个字。一众长老们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妙一，弟子大人的第一个追随者，我羽化圣宗这次是真的走了大运了。妙一，我等不管你之前是为何隐藏的容貌，但如今有了弟子大人的庇护，你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呀！我羽化圣宗真是要崛起了，能够得到弟子亲口承认的追随者，这般分量甚至比他们整个羽化圣宗为弟子效力还要高。大长老老脸通红，激动不已地看着还有些失神的林妙一说道：“妙一，从今天起，你就是本长老的唯一真传弟子。”林妙一没有理会外界的声音，而是看着手中的储物戒，一脸痴迷之色。这是弟子大人给我的。他呼吸有些急促，双手不由握紧了那枚储物戒，在心中暗暗埋下了一个种子。从今以后，一切胆敢跟弟子大人作对的，都是自己的敌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替弟子大人扫平一切的障碍。林妙一抬起头，俏脸虔诚无比地仰望着弟子大人离去的方向，喃喃道：“弟子大人，我是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无极仙门，演武场，人山人海，不少弟子面带激动与忐忑地等候在此。门中长老们与宗主有说有笑地坐于演武台的上方，目睹着一个又一个门内天骄之间的争锋，场面你争我斗，热闹非凡。整个宗门内一片良好，都充斥着一片高昂的斗志。因为今日是无极仙门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不仅可以从中提升自己的宗门地位，获得不菲的奖励，更有出色者能在其中被长老们看中，所收为真传弟子。楚河，我闭关3年，为的就是今天。今日我一定要击败你。哼，曾经你是我的手下败将，在今天也是一样。不知今日我有没有希望进入内门啊？想不到如今李师兄都已经有这般修为了，当真是让我等望而生畏。弟子们议论纷纷。无极仙门宗主列乾阳笑呵呵地看着下方竞争激烈的弟子们，显然心情极为不错。他豪迈地大笑一声，看来今年我无极仙门弟子们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啊。有长老抚须笑着称赞道：“都是宗主大人英明，我无极仙门在宗主大人您的带领下蒸蒸日上，今年的天骄弟子更是层出不穷，不知宗主可有心仪的弟子之选？”哈哈哈！列乾阳大笑一声，这马屁显然是拍到他心头上去了，心情不错地说道：“这才刚开始1天的时间，宗内那些天骄弟子们可都还藏着掖着呢，这群小子可比我等当年优秀多了呀。”身旁一位长老笑眯眯地说道：“这是好事啊，宗主，门下弟子们竞争激烈，出色的后辈才能让我无极仙门更为强大。看来我等这群老骨头也可以早点退位喽。我听说柳长老门下倒是有位弟子出色无比，年纪轻轻的修为便已达到归一境，这般优秀的弟子怎么不见得柳长老您带来呢？”闻言，一众长老们都朝着一位身着白裙、气质清冷的女子看了过去。女子气质清寒，像是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山一般，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其绝美的容颜令人心神荡漾，一双诱人的红唇似火，细眉弯若柳叶，美眸平静，如同一汪寒泉般淡泊宁静。身着一袭轻薄的白纱凤鸾裙，仙气飘飘，雪白的天鹅颈下，敞开的衣襟衬托出高耸傲人的胸脯，肤若凝脂，身姿丰腴凹凸有致，如同一颗饱满多汁的水蜜桃一般。正坐在一旁，匆匆玉指优雅地端起一杯茶水，清明入口，一举一动都充满着高冷飘然的味道。不少长老眼中闪过一丝渴望，这正是无极仙门最为貌美的长老，几乎是所有弟子心目中的梦中情人。九长老柳青燕。柳青燕不动神色，美眸微垂，缓缓开口道：“我那位弟子就不劳烦诸位长老操心了。”声音如同玉珠落盘，清脆动人。若是再带上一些感情，那就更好了。之前开口的那长老有些针锋相对道：“
我亲传弟子此次参加，可就是为了一雪前耻。若是你弟子不来，那怎么能行？柳青燕脸色平静，淡淡的说道：“再来几次也是一样。”那长老面色一变，冷笑道：“那可不一定。”场面一时间弥漫起浓浓的火药味。宗主列前阳闻言大笑一声，抬手说道：“哈哈，门下弟子竞争都是好事。柳长老，既然有如此天骄弟子，可不要藏着掖着啊，得让下面这群小子们好好看看，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对于宗主列前阳，柳青燕还是很给面子的，微微颔首说道：“我明白，现在时候还早，我那位弟子应该马上便来了。”列前阳点点头，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天骄嘛，有些自己的傲骨那是应该的。而就在这时，一位弟子匆匆上前来报：“宗主大人。”列前阳见对方满头是汗，神色很是匆忙的样子，眉头一挑，有些疑惑的说道：“怎么了？是何事如此惊慌啊？吾平日都怎么告诫你们的？遇凡事要山崩鱼眼面不改色，心思通明豁达。”那名弟子看了眼一众长老们，拱拱手，沉声开口说道：“宗主大人，门外有2人求见，要见宗主大人您。”求见？列前阳有些不耐烦的摆手说道：“何人啊？不见，今日乃是我无极仙门的大比，有什么事让他们隔日再来。”那弟子听闻犹豫了一会，脸色有些古怪的接着道：“可是对方有话快说。”见这弟子支支吾吾的，一旁的长老脸色不太好看的斥责道：“弟子，对方说是地族苏家来人，其中一位满头金发，乘坐着一头凶兽的青年，还声称自己是苏家弟子。”你说什么？列前阳一听，吓得直接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苏家弟子，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这几个字差点将他魂都给吓飞了。前些时日，无极仙门的老祖就前去界海尽头拜见无始大帝和弟子，回来之后更是将弟子的画像传给无极仙门所有的高层。这般存在，连老祖在别人面前都跟个蝼蚁一般，哪是他们无极仙门所能够得罪得起的？列前阳本来大好的心情一下就慌了，不仅是他，就连一众长老们也是面色大震。什么？竟然是苏家弟子？可是前些时日从太古神渊中破封的地若妖孽，这诸天之中就唯有无始大帝一位帝君，你说还能有其他弟子吗？听着长老们的激动声，柳青燕也是美眸闪烁。苏家弟子，弟子大人在哪？列前阳虎目瞪圆，直勾勾地盯着那名弟子。那弟子哪曾见过这模样，赶忙说道：“就在门外。”列前阳二话不说，一瞬间化作一道红色的流光，消失在了原地。紧随其后的还有一众面面相觑的长老们。宗主大人走了，这宗门大比怎么办？别，苏家弟子都来了，不去迎接还比个屁呀比！没看到宗主大人都走了吗？我等还是快去吧，晚了惹得那位大人生气可就完了。见长老们匆匆离开，还不清楚真相，正在比武中的弟子们脸色有些疑惑。无极仙门外，苏九哥有些慵懒地躺在至尊神吼身上，金发垂落，模样放荡不羁。尹老在旁脸色越来越黑，冷声说道：“这无极仙门倒是好大的牌面啊，敢让弟子您等候在外。”苏九哥缓缓起身，伸了个懒腰，笑着说道：“尹老，本弟子毕竟是突然来拜访，他们不知消息也情有可原。吴苏家礼貌还是要有的。”话音刚落，从天边来的数道流光落于地面。当看到了苏九哥时，所有长老都不由微微一怔。俊美妖邪，黄金色的长发披肩，身姿雄武高大，气质霸道超绝，眼中充斥着上位者的睥睨与傲然。饶是他们都从未见过如此风华绝代的天骄。苏家弟子列前阳更是一眼就认出苏九哥，赶忙带领着一众长老上前迎接道：“无极仙门宗主列前阳带领一众长老恭迎弟子大人大驾光临。”弟子大人！长老们纷纷喊道。列前阳心脏砰砰直跳道：“弟子大人，您怎么来了？为何不通知我等一声？这样我也好带着弟子长老们前来接应您啊。”苏九哥淡淡的说道：“吾不过是顺路过来看看而已。”叮！检测到此地有天命女主存在。检测到此地有天命女主存在。注：不是天命主角，是天命主角中的女主。哦，这么快的吗？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本来还以为要找一会的。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柳青燕身上，毕竟全场当中就她一个女子，气质清丽冷艳，凤鸾裙锦裹着胸前那饱满的双峰，面容绝美，令人忍不住升起征服之欲。虽然这样的女他见多了，但既然身为天命女子，自己还是得好好看一看。姓名：柳青燕，身份：天命女主，无极仙门9长老，境界：虚神境7重，体质：狐媚神体完整，对天地感悟极高，上家的鼎炉，体质敏感，原因可以极大程度提升对方修为。功法：妙玄心经冰霜剑法，极灵冰霜，当前气运值7000。狐媚神体。苏九哥怔了怔，看着眼前这气质冷若冰霜的天命女主，不禁想起了帝洛时代某个魔女。两人同样的貌美，但为何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啊？若非是系统能够查看对方信息，苏九哥是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天命女主会是狐媚神体。人群之中，柳青燕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弟子毫不避讳、极具侵略性的霸道目光，本就有些敏感的她不由娇躯轻颤。大多数人看自己的目光都是带有淫欲，令她厌恶不已。可不知为何，她在眼前的这位弟子眸子没有看到欲望，仅仅只是像在欣赏某件事物一样。她忍不住低下了头。尹老在旁边冷冷地看着列前阳：“你就是无极仙门的宗主？”列前阳一脸恭敬地答道：“前辈，是的。”尹老，哼，你无极仙门的弟子倒是好大的威风啊，将我苏家弟子给拦在外面，莫非是不将我苏家放在眼里？列前阳见状面色大惊，赶忙解释道：“门内弟子有眼无珠，不知弟子大人的身份，还望弟子大人赎罪。”他后悔不已，
早知道将弟子的画像也一并传给弟子们观阅了。早就听闻地族中的那些妖孽们一个个自大不已，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位弟子会不会将这件事放大。苏九哥淡笑一声，摆手说道：“无妨，小事而已。那人只不过是暗示办事，不知者无罪。”他轻描淡写的将此事化解。毕竟来到无极仙门是来找天命主角的，没必要整这些幺蛾子。一来便能率先发现天命女主，这般快速的效率让苏九哥心情极好，起码是有了方向。列前阳听闻如蒙大赦，赶忙吹捧道：“弟子大人如此胸襟，当真是令在下钦佩不已啊！弟子大人屈尊光临我无极仙门，是我等的荣幸。请。”苏九哥点点头，从至尊神吼之上下来，他拍了拍至尊神吼，朝着列前阳淡淡的说道：“列宗主，我这坐骑就劳烦贵宗照看一下了。”列前阳自然是懂得，他笑着说道：“这是自然，这是自然。”朝着身旁一位长老使了个眼色，那长老会意上前，来到苏九哥身前一拜，看向那头巨大的至尊神吼。至尊神吼身上所传来浓郁的威压，一时间令他有些不寒而栗，但没办法，宗主吩咐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他手蹑脚的来到至尊神吼身旁，小心翼翼的喃喃道：“那个坐骑大人，我们走吧。”至尊神吼瞥了眼他，随后张开深渊巨嘴，对着那位长老就是咆哮一声，巨大的气流冲口而出，带着磅礴的威严与霸气。那长老不过是神王境的修为，哪曾见过这般恐怖的凶兽，直接双腿一软，都快被吓破胆了，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闹了个大笑话。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至尊神吼高傲的扬起头，满是不屑之色。苏九哥也是愣了愣，他失笑的拍了拍至尊神吼的脑袋，带着一丝严肃道：“安静点，不可无礼。”见主人发话，至尊神吼迈着步伐来到那长老身边，那长老被吓得整个人都麻了，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这模样一时半会是起不来了。列前阳一脸黑线，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太他妈丢人了。苏九哥说道：“列宗主，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头坐骑刚驯化不久，脾气还比较暴躁。”列前阳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地上的长老，这没用的废物，一上来就给无极仙门丢了这么大一个脸。一方面惊惧眼前这位弟子大人的坐骑，列前阳一边大度的摆手笑道：“哈哈，弟子大人这是哪里话？门下长老们还从未见过如此神俊的坐骑，一时间失了神。这样，我来。”说到这，他扫了眼身后的长老们，开口道：“尔等带领弟子大人好好参观我无极仙门，不可怠慢，知道了吗？”为了避免再出丑，让弟子大人看低了自己无极仙门，列前阳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一宗之主亲自出面为弟子牵坐骑，这般待遇恐怕也唯有苏九哥一人能够享有。长老们脸色更加敬畏地看着这一幕，人群之中的柳青燕更是美眸流光闪烁，显得很是意外。是自己的错觉吗？为何总感觉眼前这位弟子大人好像时不时的在看自己？不得不说，苏九哥上的脉象是极好的，龙章凤姿，模样俊美，就连其的气质也是霸道不凡，神武无双。再加上这般尊贵的身份，这诸天之中基本上没有几个女子可以抵御，哪怕柳青燕这般超绝出尘、宛若仙子般的女子，也不禁有些心生好感。在一众长老的拥簇之下，犹如众星拱月，苏九哥不紧不慢地进入了仙门之中。所路过的地方空无一人，苏九哥有些疑惑地说道：“为何一路前来还未曾见到过这里的弟子？”身旁的一位长老一脸殷勤地说道：“弟子大人，您有所不知，今日乃是我无极仙门弟子们的考核之日，我宗的天骄呢，现在都在演武场呢。”哦，考核？苏九哥眉头一挑，倒是来了些兴趣。见弟子有兴趣，那长老笑着说道：“弟子大人是否要前去看看？”苏九哥微微颔首，有些玩味地说道：“那就去看看吧。诸天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还不知道现在的天骄都是什么水平。”长老摆手摇头道：“哎，都是一些不成器的小辈之争，入不了您的法眼。”其他长老们纷纷吹捧道：“是啊，弟子大人，您可是帝洛时代的妖孽，宗内的那些小家伙们看到弟子大人您，那压力可就大了。可不是嘛？若是见到弟子大人您，想必那些弟子们都会无心比赛了。”长老们面带谦卑的笑颜，一个个恭敬无比。倒是唯有柳青燕没怎么说话，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像是刚注意到苏九哥看向了柳青燕，说道：“这位是？”柳青燕一怔，被弟子突然一问，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长老们看了过去，不禁感叹：这生的一副好皮囊就是好啊！大家都拼命的想在弟子面前刷刷存在感。柳青燕倒好，都不用说话，便被弟子大人给注意到了。有长老笑呵呵的介绍道：“弟子大人，这是我无极仙门九长老，名为柳青燕，他可是我无极仙门的一朵冷艳娇花呢。”柳长老还不见过弟子大人。大长老开口说道。柳青燕很是不喜这么多人注视的目光，他美眸看了一眼苏九哥，发现对方也笑盈盈的看着自己。苏九哥恍然，没有一点架子，脸色和煦的说道：“是这样啊。”他点头称赞道：“之前倒是本弟子眼拙了，竟没发现人群之中有这样一位冰山美人。如此轻佻之言，若是其他人口中说出，自己断然是不会给对方什么好脸色的。可刚刚柳青燕明明清楚的感觉到，这位苏家的弟子明明光明正大、毫不掩饰的看了自己，还不止一眼，可为何偏偏要说刚发现自己？这让柳青燕忍不住开口说道：“妾身不过蒲柳之姿，算不得什么。门内弟子之中，比妾身更为貌美的女子数不胜数，入不得弟子您的法眼。”语气平淡舒缓，虽谈不上什么亲近，但也绝非疏远，这让不少长老们微微诧异。平日柳长老惜字如金，今日想不到说了这么多。哼，果然在弟子大人面前，哪怕是高贵冷艳的柳长老也抵不住诱惑。有长老暗暗想到。苏九哥听闻眉头一挑，失笑的走上前来到柳青燕身边，说道：“
哦，听这位柳长老的意思，在这无极仙门中，竟还有更为绝色的女子。苏九哥的身姿不凡，体态威武，一头飘逸夺目的金发披洒于肩，光是站在那，便需要令人仰望。他低着头，毫不避讳地直直看着柳青燕清冷绝色的脸庞，鼻尖传来一股好闻的淡淡幽香，胸前的那一抹丰满深邃的沟壑，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柳青燕缓缓抬起头，当见到苏九哥那侵略性十足的眼神时，美眸不禁闪过一丝愠怒，还有一点羞愤。他曼妙的身姿向后退去了一步，没有回答苏九哥的问题，反倒是有些拘谨的轻声道：“弟子大人还请自重。”苏九哥大笑一声，地眸中满是玩味之意，颇有些新奇。他笑着说道：“柳长老倒是个性十足，本弟子刚来贵宗，还有许多不得其解的地方，不知道柳长老可否赏个脸面，与本弟子介绍一番？”柳青燕一愣，似乎没想到这位弟子会这么说。长老们在旁看的那叫一个眼红啊，只恨自己怎么不是一女子。他们甚至想要替柳青燕直接答应下来，毕竟能够为弟子服务，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机会。见柳青燕有些犹豫不决，几位长老恨得有些牙痒痒，心中咆哮道：“快答应啊！”柳青燕沉吟了片刻，她没有说话，但是也没有拒绝。尹老在旁边眉头一皱，刚想说话，却被苏九哥抬手给制住了。苏九哥看了他一眼，摇摇头，毕竟这天命女主，他还打算温水煮青蛙，慢慢来。看来柳长老好像不是很愿意的样子。苏九哥上前一步，淡淡说道。两人现在的距离几乎都快要贴在一起了，感受着从苏九哥身上传来的气息，这让身怀狐媚神体本就敏感的他雪白的肌肤上泛起了一丝绯红。柳青燕双腿不自觉地闭拢，有些退无可退。修炼这么多年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霸道的男子。一向处变不惊淡泊宁静的他，竟一时间乱了方阵，最后只能无奈的小声说道：“全凭弟子大人吩咐。”苏九哥笑了，他知道对付这种万年冰山类型的女子，一般来说要慢慢接近，获取其好感，但那是天命主角才会做的事，何况他也未从柳青燕身上感到有什么排斥感。苏九哥低下头，俯身在柳青燕耳旁说道：“身材不错，不过还是穿多一点好，本弟子不喜欢。”说完这些，也不顾柳青燕那绝美容颜上难以置信的表情。苏九哥大笑一声，转身朝着前方走去。长老们呆愣愣地看着这一幕，一时间面面相觑，而柳青燕则是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被人轻薄了。他那万年不变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沉寂了数百年的道心有些躁动，一抹羞红浮现于脸颊，美眸一时间犹如融化了冰川，变得碧波流盼，咬牙切齿地看着前方的苏九哥。无耻之徒！柳青燕心中暗暗啐骂道。他脸色有些羞恼，万万没有想到，这看上去神武霸气、耀眼夺目的苏家弟子，竟然是这么一个登徒浪子。虽然心中可恶，不过他那如白藕般的玉手，还是不自觉地将胸前的那抹如裙抹胸给拉上了一些，遮蔽了那深邃迷人的沟壑。被挤压在一起的圣女峰，看上去变得更为饱满了，弹性十足，似乎快要从抹胸之间跳脱而出。简单的调戏一番天命女主过后，苏九哥心情不错，在一众长老们的带领下，来到了演武场内。演武场内的数千名弟子们看到长老们回来了，脸色惊喜道：“长老们，是长老们回来了。咦，宗主呢？怎么不见宗主回来？”不过很快，他们便发现了在其中气度不凡、满头金发的苏九哥。毕竟满头黄金长发，身材威武高大，这实在是太过引人注目了。长老们一脸奉承，跟随在苏九哥左右，正不断的诉说些什么，而苏九哥只是面无表情，时不时的点点头。无极仙门内的弟子们见此下巴都要惊掉了。好俊的公子，他是我们无极仙门的哪位师兄啊？有女弟子双目星星泛着花痴道。长老们怎么这般恭敬？那人是谁？看上去好像身份不低的样子。我的天，我没看错吧？平日威严无比的惩戒长老，怎么像个狗腿子似的？弟子们议论纷纷，显得很是难以置信。有弟子惨叫道：“啊，柳长老，我的梦中女神柳长老啊！她不是最为讨厌男人了吗？怎么和那人走得那么近？哼，还梦中女神呢？柳长老不是都收了一位男弟子吗？指不定发生了什么呢？徐年的模样能和这位公子比吗？无非就是天赋好了一些。你说柳长老能看上他，我是绝不相信的。我倒是觉得，说不定这人与柳长老有些什么。”柳青燕听着耳旁弟子们的声音，蹙了蹙眉头。苏九哥随意的扫了一眼四周，倒是并没有发现天命主角的存在。不是说无极仙门的弟子们今日都会参加演武场吗？为何没有看到天命主角？他有些疑惑的想到。当听到其中一位弟子之言后，苏九哥眼神一亮，看向了一旁面无表情的柳青燕，笑着开口道：“柳长老，你还有位男弟子？”柳青燕微微颔首，是有一位，名为徐年。他脸色平静的说道，像是怕苏九哥误会，他很快补充了一句：“徐年天赋出色，乃是我无极仙门的天骄。之前因为帮助过我，所以我便看在情面上收下了他。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还请弟子大人不要多想。”苏九哥眉头一挑，笑盈盈的说道：“我可没有问这些。怎么看柳长老的意思，莫非是很在意本弟子的想法？”柳青燕一怔，很快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不妥，美眸有些嗔怒的看了眼他，没有说话。苏九哥也不在意，而是说道：“你的那位弟子呢？可是也在场？”柳青燕朱唇轻启，轻声道：“他还在闭关当中，如今算算时间也快到了。”苏九哥点点头，三言两语之间便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柳青燕口中的那位弟子徐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便是无极仙门内的天命主角了，倒是有意思了。苏九哥眼神变得有些玩味了起来，肆意地打量了眼柳青燕风云妙人的曲线。师徒吗？看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位天命主角
进展还不是特别顺利呢，还是让我来吧。一旁长老当中，其中一位来到了演武台，朝着一众弟子说道：“今日我无极仙门有幸能够得到这位身份尊贵的大人垂青，光临我无极仙门，当真是令我宗蓬荜生辉。”大人，弟子们古怪道：“哪位大人需要所有长老和宗主前去相迎啊？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位金发神武的公子？”众人心惊不已。长老，嗨嗨，都安静。弟子们安静了下来。那长老接着说道：“你们想的没有错，在我身旁的这位便是那位大人，其身份乃是地族苏家的弟子大人苏九哥。”此言一出，满座哗然。虽早有心理准备，但在得到长老公布身份后，不少人还是被吓了一跳。什么？地族苏家来的人？还是弟子？这怎么可能啊？弟子那可是大帝的儿子，诸天之中不是已经没有大帝了吗？我的天，真的假的？这就算不是弟子，恐怕身份也十分不凡吧。无始大帝出世的消息，也唯有大宗之中地位极高之人知晓。这群弟子不知道这个消息，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无极仙门的大长老出面肯定道：“多的你们就没必要太过了解，尔等只要知道这位大人的身份至高无上，还不快拜见弟子大人？”弟子们沉寂片刻，随后齐齐高喊道：“拜见弟子大人！”大长老这才满意笑了笑，退回到苏九哥身旁，恭敬地说道：“弟子大人，这些就是我无极仙门的小辈了。”苏九哥点点头，他上前看着一众弟子们，面带温和的笑容，声音温润如玉，令人如沐春风，开口说道：“客气了。素来听闻无极仙门实力强劲，如今看来门下的弟子也都是人才济济，修为不俗啊。我此次前来也不知是宗门大比，空手而来也没带些什么，这些便当作此次宗门大比的奖励吧。”说到这，苏九哥大袖一挥，无数星光点点弥漫于半空之中，挥手间便是数以万计的仙品灵石以及不少圣丹宝药，其中更是有着一件至尊级的法器。如此大手笔，令在场的长老与弟子们眼睛都给看直了。这般奖励加起来比他无极仙门的所有奖励还要多，不少人呼吸急促，双眼迸发出激动摄人的光芒。这阔绰之举一下便斩获了大片弟子们的好感，就连一向冷淡的柳青燕也不由微微失神。毕竟其中的一些丹药，甚至是对他都有不小的帮助。这便是苏家的弟子吗？长老们激动得面红耳赤，大长老更是大声说道：“都听到了吗？这些东西对于弟子大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此次宗门大比，尔等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出众者能够得到弟子大人的垂青，将其收为追随者，那前途可是大大的光明。有着无数珍贵宝物的，加上至尊法器的铺垫。”这一刻，无极仙门内的弟子们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无数人跃跃欲试，情绪高涨地喊道：“明白！”这般声响甚至惊动了从远处疾驰赶来的一位面容平凡的青年。那青年身着青衣，看上去平平无奇，属于放在人群之中都找不出的一个，正飞行于半空之中。当听到从演武场上传来的动静时，徐年浑身一震，满脸不解地喃喃道：“演武场，这是发生什么了？”他没有过多停留，而是加快了速度。一想到能够见到师尊，心情便有些激动。师尊若是知道我如今的修为，想来应该会很开心吧。徐年有些期待地喃喃道，却不知道此时自己敬爱倾慕的冰山美人师尊正在演武场的观战楼上与苏九哥沏着茶。柳青燕举止优雅，倒上了一壶茶水，轻轻将其放在了苏九哥身边。苏九哥一边轻抿着茶水，一边欣赏着下方演武台上正在比试着的无极仙门弟子们，好不惬意快哉。下方不少女弟子们甚至都有些无心比试，一脸痴迷地望着苏九哥。宗主烈前阳也将至尊神猴给安置好归来，他有些心有余悸，是万万没有想到弟子大人的那头坐骑竟然是圣境级别的，这般修为甚至比他这个宗主都要高。烈前阳坐于位上，先前自己的位置被苏九哥坐去，也没有在意，而是擦了擦汗，好饮一口茶水，看着眼一旁正在为弟子添茶的柳青燕，笑着说道：“弟子大人真是好福气啊，能够让我宗冷若冰霜的柳长老亲自奉茶，这般待遇可是连我这个宗主都未曾享受过的，到底还是弟子大人您有面子。”苏九哥听闻，眉头一挑，看了眼身前脸色平静的柳青燕，失笑道：“看来我还算是第一人了。”烈前阳能够明显看出弟子似乎对柳长老有点意思，在旁附和道：“哈哈，弟子您这是哪里的话？能为弟子倒茶，那可是柳长老的荣幸啊，你说是吧，柳长老？”柳青燕没有说话，烈前阳感觉有些失了面子，不动神色地看了柳青燕一眼。他知道柳青燕的性格，但眼前这位是什么人？那可是大帝之子。于是偷偷传音道：“柳长老，这位可是大帝之子，若是你能够受到弟子大人的青睐，那日后可就飞黄腾达了。”柳青燕重新坐在自己的位置，仿若从未听见一般，无动于衷。烈前阳脸色一黑，有些恨恨地将手中的茶杯放于桌上。为了避免场面有些冷清，烈前阳借着聊天之机试探性地问道：“不知弟子大人此次前来我无极仙门，所谓何事啊？”苏九哥不紧不慢地小酌了一口，没有回应这个话题，而是眼神一亮，开口喃喃道：“好茶。”烈前阳一愣，不过很快便哈哈大笑一声，说道：“这是自然，弟子大人知道您来，我可是特地准备了珍藏已久的悟道茶。这茶不仅能够增加自身对天道的感悟，归一境之下服用，更有机会突破。等等。”说到这，烈前阳微微一怔，他看向面色平静、毫无波澜的苏九哥，一点特殊的反应都没有。这也就是说，眼前这位弟子修为至少也是斩元境。他瞳孔一凝，显得有些难以置信。按照前些时日老祖所说，这位弟子大人年龄不过20，便能有斩元境的修为。他无极仙门下方比试着的弟子们
最为出色的也才不过是道宫境而已。这天赋到底该有多恐怖啊！不愧是帝洛时代的天骄。列乾阳脸色更为敬畏了。而就在这时，下方的人群之中爆发出了不小的动静。咦，你们看，那不是柳长老的弟子徐年师兄吗？不知何人开口，众人纷纷望去，只见远处的天空中一道人影疾驰而来。当看到观战席上的柳青燕时，徐年眼神一亮，还真是徐年师兄，他可是我无极仙门最为出色的弟子了。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道宫境，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修为有没有突破道归一境。六长老的弟子袁师兄也在这，你们说今年宗门大比，他们俩会不会打起来了？那是肯定的，袁师兄前些10日修为据说已经突破道宫境，肯定是准备一雪前耻的。望着空中的来人，苏九哥地眸微微眯起，查看起了徐年的信息。可当看到徐年的年龄时，苏九哥瞳孔一缩，竟然是个5000岁的天命主角，姓名徐年，身份天命主角，无极仙门亲传弟子，年龄5475，性格稳健失控多谋，境界归一境一重，体质亘古长青体，岁月悠悠万载无疆，拥有悠长的寿元，寿元增幅是同境界之人的数倍。3000神体中排名第19，功法普罗玄功、众生相、天机十绝阵，宝物山海绘卷、化元葫芦、仙品阵旗。生平经历放牛娃，本是一小道狱村民之子，幼年遭遇修士斗法家破人亡，拜入小宗门之中，天赋奇差，修炼数十载还是练体境。50岁之年成功突破筑元境，发现自己比起同龄之人容颜从未老去。因天资愚钝，在筑元境停留700年未曾突破，但自己的寿命竟然超过了魂丹境修士，直到停留在筑元境1000年，连宗门老祖都陨落，最后得高人指点，才发现自己体质特殊，乃是永生不灭之体。没了寿元的限制后，欣喜若狂，为了保命，自此安稳修炼，一直安稳苟了4000年，突破到宫境，才被迫离开道狱，加入无极仙门。当前气运值12000。因为徐年的特殊，他特地消耗了反派值查看了徐年的完整信息。苏九哥地眸闪烁，他本来还寻思着，按正常来说，5000岁的天命主角那还玩个屁啊！都已经神功大成，举世无敌了，干脆直接让老爹出手算了。好在这天命主角天赋奇差无比，5000岁也才修炼到个归一境一重，亘古长青体吗？这种体质寿元极其悠长，能活很久。自己父亲的好友长青大帝便是依靠着这个体质，从帝洛时代活到2万年前才陨落。只不过这个体质除了寿命长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作用，除了大地境的存在能够识破内在本源，看上去就跟凡体没有任何区别。却想不到却被这个天命主角误以为是永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这新奇的天命主角倒是让他来了不小的兴趣，该怎么玩好呢？此时的徐年还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苏九哥惦记上了。他落于观众席上，当看见自己最为敬爱的师尊正在为苏九哥添茶时，浑身一震，满脸皆是不可思议之色。我没看错吧？向来冰冷圣洁的师傅他竟然在为别人倒茶。徐年朝着苏九哥看了过去，瞳孔大惊。几乎每个人在见到苏九哥时都是这般面容，哪怕是天命主角也不例外。无他，只是因为苏九哥的气场太过强大，那与生俱来的尊贵高傲的气质，再配合上其俊美若妖的面孔以及满头似火焰般流淌的黄金长发，光是坐在那便不怒自威，压迫感十足。这是谁？在徐年心里蹦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他缓缓上前，朝着一众长老与宗主拱了拱手，恭敬地说道：“师父、宗主、长老，不好意思，弟子来晚了。”柳青燕似乎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亲传弟子就这么突然前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列乾阳显然是对这个弟子十分满意，他摆手大笑一声，不在意地说道：“哈哈哈，你来了呀，徐年。没事没事，相比起宗门大比，还是个人的修炼更加重要一些。”徐年点点头，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师尊，还有苏九哥，开口询问道：“这位是？”列乾阳恍然，他笑着介绍道：“这位啊，这位可是地族来的贵客，苏家弟子苏九哥大人。弟子大人途经我无极仙门，顺便来看看，刚好我为你们介绍一下。”说到这，列乾阳转头看向苏九哥：“弟子大人，这位就是我无极仙门那位天骄徐年了。徐年还不来见过弟子？不得不说，好歹也是个活了5000多年的天命主角，什么场面没见过？”徐年眼眸深沉老道，状若不惊，哪怕面前的是一位地族大人，也面色不改，不卑不亢地拱手说道：“见过弟子大人。”一旁的列乾阳见徐年这般宠辱不惊的模样，满意的点了点头。只不过苏九哥在他眼中却明显看到了一丝警惕与敌意，这长生流的天命主角倒是谨慎。苏九哥暗暗想到。苏九哥眼神有些玩味地看着他，微微颔首，轻声道：“的确不错，这般年纪修炼道归一境的，哪怕是在帝洛时代也是少有。”一语道破了其修为。什么？归一境？列乾阳与一众长老在听闻后脸色大喜，赶忙探查一番。在感受过后，列乾阳眼中是止不住的欣喜之色，更是一连说了3个好字：“好，好，好！”能够得到弟子大人的赞赏，如此年轻便能突破归一境，不愧为我宗最为出色的天骄。徐年，你很不错。柳长老，你倒是为我无极仙门招收了个好弟子啊！柳青燕美眸有些诧异，她淡淡的说道：“是徐年天赋好，我倒是没有帮助到他什么。”苏九哥闻言眼神有些古怪，忍俊不禁。最为出色的天骄，5000岁的归一，自己10岁就修炼至归一境，而父亲在5000岁时都不知在大地境多少年了。
这修炼速度在帝洛时代也的确是少有。列乾阳摆手笑道：“好了，既然你也出关了，那么这宗门大比还是要参加的，就当是走个过场好了。你可看见演武台上那件至尊级的法器？”徐年望了过去，目光顿时变得火热无比。那竟然还是一件诸天极其稀少、价值不菲的至尊级防具，这对他这种喜欢狗的人来说，绝对是致命的诱惑。他眼神发亮，询问道：“这可是这次宗门大比的奖励？”列乾阳大笑着说道：“哈哈，正是，这件至尊级防具可是弟子大人赏赐的，尔等可都要好好谢过弟子大人。毕竟这般价值不菲的宝物可是世间少有。又是弟子。”徐年朝着苏九哥看了过去，只见他正笑盈盈地与柳青燕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他不由暗暗捏紧了双拳。师傅，苏九哥余光瞥了徐年一眼，于是乎加大了力度，假装不经意地触摸到柳青燕的玉手，冰冰凉凉，柔软无骨。柳青燕娇躯一震，美眸中显得有些羞愤，绝美的容颜闪过一丝不悦。可听苏九哥开口道：“柳长老总是替本弟子添茶，倒是辛苦了。可以了，这一杯我替你满上。”身旁长老们见状投来艳羡的目光，弟子大人亲自替其倒茶，好大的福分啊！柳青燕一愣，有些疑惑，难道是自己搞错了？弟子刚刚触摸到自己不过是无心之举。思来想去，柳青燕只能将其理解为是自己误会了。苏九哥如此彬彬有礼、谦虚得体的操作，让他不禁高看了一眼，有些愧疚地说道：“多谢弟子大人。”他捧起茶，如饮酒一般一饮而尽，这可把对面的徐年眼睛都给看直了。在他的视角中，自己最为敬爱的美女师傅就这么被眼前弟子给白白占了便宜，反倒还无动于衷。而最为可恶的是，师傅眼中那一抹娇嗔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人当面 NTR， 千年苟着的心境让徐年还不至于表现出来。他咬咬牙，双拳捏得更紧了一些，抬手告退道：“师傅，若是没事，弟子就先下参加宗门大比去了。”柳青燕这才想起自己这个徒儿还在场中，他又恢复了之前那般冰清玉洁，犹如万年寒冰般高冷的模样，微微颔首，轻声道：“去吧。”两者的差别对待，莫名让他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火。徐年面色平静，点点头，来到了演武场中。恰好此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徐年，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是怕了呢。我袁弘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只见演武场不远处，一位身形高大、体格粗壮的男子走了过来。男子国字脸，浑身充满着爆炸性的肌肉，四肢强壮有力，无极仙门青色的道服甚至都要掩盖不住其的体魄，犹如丛林中一头嗜血的猛兽一般。面容桀骜不驯，眼神嗜血的紧紧盯着徐年说道：“今日我必然要一雪前耻，让你成为我的手下败将。”竟然是袁弘这个家伙！徐年皱了皱眉头，此人性格狂傲，头脑简单，自己刚一入门便击败了他，从中脱颖而出，便一直被其记恨着。想不到今日竟然又来了。徐年眼眸闪烁，他能看出袁弘如今已经突破到了道宫境，否则不敢挑战自己。不过既然你能突破，我也不是从前的徐年了。徐年抬头看了眼上方的苏九哥，又看了看身前的袁弘，忽然眼神一亮，似想到了什么，笑着朝袁弘开口道：“之前那一战看来没把你打服啊，手下败将。”袁弘一听，脸色大变，瞳孔中满是愤怒之色，摩拳擦掌道：“那是从前，今天我便要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他一直将徐年视为人生中的大敌，唯有击败了此人，自己才能够成为无极仙门的第一天骄。徐年呵呵一笑，盯着他缓缓说道：“如今我已是归一境了，你觉得你还会是我的对手吗？”“什么？你突破了？”袁弘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徐年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我也不是不想与你再比试一番，只可惜我的对手另有其人，你若是还想与我比斗，只能等改日了。”袁弘皱了皱眉头，嗓门极大，大喝道：“谁？”徐年看了看上方的苏九哥，袁弘随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他瞳孔一凝，说道：“你是说那位弟子大人？”“哦，你也知道？”徐年有些诧异，他点点头说道：“正是，如果你真这么想击败我的话，那不如就去和台上的那位弟子大人比一比，他可是来自地族的天骄，你若是能够击败他，我徐年就承认不如你袁弘。”这是他的目的。一向谨慎的徐年自然不可能会亲自出手，若是能够让袁弘替自己试探这位地族弟子的底细，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敢觊觎自己师尊的人，无论是谁，他都不会放过。徐年暗暗想到，他倒是要看看这传说中的弟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袁弘听闻，眼神微微眯，沉声开口道：“你是想让我挑战弟子大人？”他虽然五大三粗，但并不傻。见想法被识破，徐年不在意的一笑，无奈的耸耸肩说道：“那就没办法了，我是不会跟你打，毕竟我的追求可比你高多了。你若是不敢，那就等改天吧，改天等我有时间了，再陪你打上一场。”话是这么说，可袁弘分明从徐年眼中看到了满是不屑与轻蔑之意。面对活了5000多年的徐年，他哪里是对手？袁弘怒喝一声，说道：“激我？哼，打就打！我袁弘怎么可能不如你？你给我等着！”他匆匆来到观众席下，抬头仰望着上方的苏九哥，仅仅是观望一眼，便感受到其浓浓的威严与压迫力，心中一时间竟升起退却之意。不过当看到徐年那瞧不起的目光时，袁弘深吸一口气，直接抱拳大声喊道：“弟子大人，我乃无极仙门6长老门下亲传弟子袁弘，特来向弟子大人您讨教一番，还望弟子大人给我机会。”此言一出，全场都傻眼了。咔！6长老眼皮一瞬间狂跳不止，手中茶杯都碎了一地。
这一刻，连想死的心都有了。苏九哥闻言，地眸微眯，缓缓放下了手中杯，朝着下方袁弘看了过去，面带戏谑与玩味，开口道：“哦，向我讨教？”列前阳与一众无极仙门的长老们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有门内弟子出面想要挑战弟子大人。不仅是他们，就连下方的一众弟子们也都满座哗然。袁师兄，这是疯了吗？他这是要做什么？你们没听见吗？他好像是想要挑战那位弟子大人啊！我的天，弟子大人可是我无极仙门的贵客啊，他怎么敢的啊？徐年在演武场上忍不住咧嘴一笑，想不到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竟然也有一天能够帮上自己。他看向了观众席上的苏九哥，却发现对方好巧不巧，刚好也在注视着自己，那般玩味的表情，像是直接将自己看穿了一般。徐年不由浑身冰寒，目光大惊，赶忙低下了头。是我的错觉吗？莫非是被此人发现了？他不可置信地暗暗想到。苏九哥地眸含笑，他注意到徐年那一脸奸计得逞的表情，再看看下方看上去不太聪明的袁弘，大概明白了其中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这人要来挑战自己，八成是受到了这长生流天命主角的蛊惑，想要借刀杀人，以此人来试探一下自己吗？苏九哥暗暗想到，但他可搞错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会显得出奇的可笑。列前阳在一旁失神了好一会，勃然大怒地瞪着下方的袁弘说道：“袁弘，你可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袁弘在他无极仙门也算得上是有名有姓的天骄，袁弘的师尊无极仙门六长老也是斥责道：“混账东西，还不住口！你是什么身份？弟子大人是什么身份？”袁弘一脸倔强，坚定无比地说道：“师父，宗主，还请给弟子这一次机会。”随后他又看向苏九哥，恳求道：“弟子大人，可否赐教？”见门下亲传弟子油盐不进，六长老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又是发了什么疯？众长老有些担忧地看向弟子大人，却见苏九哥面色平静，没有一点波澜，看上去并无责怪的意思。袁弘，回去！列前阳脸色阴沉，还想说些什么，却见苏九哥在旁抬手，笑着道：“列宗主，本弟子自出世以来，已许久未曾与同龄之人一战，仙门内弟子勇气可嘉，给他个机会也未尝不可。”他淡笑看着下方的袁弘，语气平淡缓和地说道。列前阳一顿，脸色显得有些犹豫，他如何不明白弟子的意思？只是袁弘不过是道宫境的修为，而眼前这位身份尊贵的弟子大人，修为最低也是斩元境，两者之间修为天差地别，犹如天鹤，袁弘绝不是对手，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不过既然连弟子都答应了，他自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而是满脸不悦地看着袁弘，冷声道：“还不谢过弟子大人？”见弟子答应，袁弘脸色一喜，他有些激动地握拳说道：“多谢弟子大人，还请弟子大人赐教。能够和地族弟子交战，这绝对是十分难得机会。其中固然大半是因为徐年的原因，但还有的是他自己也想要挑战一番，看看与帝洛时代妖孽的差距。”六长老长叹一口气，摇了摇头。柳青燕美眸闪烁，他有些诧异，这位弟子大人会答应袁弘的请求。在场长老与弟子们也都十分好奇弟子大人的实力。尹老在苏九哥身后面无表情，心中十分不屑，一个宗门弟子也妄图挑战我苏家的弟子，真是可笑至极。苏九哥小抿了一口茶水，淡淡的说道：“你叫袁弘是吧？”“袁弘，是的，弟子大人。”苏九哥微微颔首，看向柳青燕长老说道：“烦请柳长老再添上一杯新茶。”柳青燕一愣，不明白他想做什么，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又倒上了一杯茶水。当那杯茶水倒满后，竟然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托付了起来，静静地漂浮在了苏九哥的身前。苏九哥看着眼前装满茶水的茶杯，淡淡的说道：“只要你能够接住这杯茶，这场比试就算本弟子输了，当然击碎也是一样。”语气平静，轻描淡写说着最为狂傲自负的话。长老们闻言满脸错愕地看着苏九哥。这下方的弟子们也是面色大惊，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这怎么可能啊？这不过是一普通茶杯，袁弘师兄可是道宫境的强者，弟子大人是不是太过自信了一些？”就连天命主角徐年也是皱了皱眉头，喃喃道：“如此自负。”袁弘听闻脸色一变，他感觉眼前这位弟子有些羞辱自己的意味，这未免有些太看不起自己了，有些不悦地开口道：“弟子大人此言当真？”苏九哥淡笑：“当然。”袁弘犹豫片刻，点点头说道：“那好。”他浑身蓄势待发，双目紧紧地盯着那盏茶水。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气息平和，甚至让人根本感觉不到其的真气流动。只见他轻轻扶手，一股磅礴浩荡的力量暴起，那盏茶水竟然急速地旋转了起来，瞬息之间消失于原地。好快！袁弘见状瞳孔一缩，一时间差点直接丢失了那杯茶水的视野。这一刻，他不敢有所大意，在捕捉到茶水的动向时，调动起浑身真气，如同大地般厚重的黄色真气涌动而出，凝聚于双拳之中。当两者接近之时，明明只是一个还没有大小的茶杯，可在苏九哥的力量加持下，在袁弘眼中，一瞬间变得犹如一座巍峨的泰山隆隆压下来一般，自己仿佛变成了渺小的蝼蚁。他呼吸一滞，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之情，唯有直面之人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恐怖。袁弘大惊失色，直接咬破了嘴唇，让自己清醒过来。他大喝一声，双拳齐出，给我破！顿时间，巨大的轰鸣声响起，轰隆隆，磅礴的力量交汇，其中蕴藏的恐怖威能犹如海啸般倾泻而出，席卷全场。仅仅是泄出的一丝，便令一众弟子们心悸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那处方向。而苏九哥却不紧不慢地品上了一口茶水，看都没有看下方一眼。当这股力量退去，袁弘所站之地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深坑。袁弘正跪在地上，眼神木然，充斥着浓浓的恐惧。叮！
清脆的声音响起。那茶杯在袁弘全力攻击之下，竟完好无损，稳稳当当的落在了他身前。杯中茶水摇摇晃晃，甚至连一滴都没有洒落于外。全场鸦雀无声。死！所有人都逐渐瞪大了双目，倒吸一口凉气。徐年更是瞳孔一缩，不可置信的揉了揉眼。苏九哥淡淡的说道：“这茶还得是美人所添，才别有一番滋味。”长老们表情震撼，唯有他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如此精妙的操控力，在击败袁弘之余，还令这脆弱至极的茶杯没有丝毫损伤，这是多难的一件事。饶是列前阳也不由啧舌。下方的弟子中顿时爆发起了巨大的喧嚣声。我没看错吧？弟子大人的那杯茶水竟然完好无损，看那模样，甚至连水都没有洒落一丝，这算是一招吗？袁弘师兄甚至连弟子大人的一招都没接住就败了。什么一招？你们看到弟子大人动用了神通吗？太强了！这位苏家弟子究竟是什么修为，竟然能够这么强？列前阳喃喃道：“弟子大人的实力当真是恐怖如斯。”他缓过了神来，看着下方的袁弘，沉喝道：“袁弘，这便是你要的结果，现在你可满意了？”六长老也是痛心疾首的说道：“袁弘啊，还不快谢过弟子大人的不杀之恩！”这些声响传入了袁弘的耳中，他的意识逐渐清醒了一些，怔怔地看着地上那杯茶，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若非弟子留守，刚刚那一击，恐怕自己都会直接陨落。这一刻，袁弘眼中充满了敬畏与后怕，他声音有些沙哑的说道：“我输了，一杯茶拜仙门的天骄。”这场面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撼，无极仙门之中，无数女弟子们面色潮红，激动地望着上方的苏九哥。苏九哥面色平静，仿佛在他眼中，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缓缓开口道：“这茶可是你无极仙门的悟道茶，可不要浪费了。”袁弘脑瓜子现在还是嗡嗡的，他捧起那杯茶，恭敬万分的开口道：“谢弟子大人。”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击碎天命主角徐年阴谋，对方心生惧意，气运值损失2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苏九哥看了眼徐年的方向，此刻徐年恐惧万分，能够与自己打得有来有回的袁弘，想不到竟不是这苏家弟子的一招之敌。多年以来苟着的经验告诉他，此人绝不可力敌。他眼神阴晴不定，脑海中忽然蹦出了想法：苟，对，就是跟以往一样苟着。自己身为永生之人，拥有无限的寿元，只要我活得够久，管他什么弟子神子，甚至连大帝自己都能够熬死，唯有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徐年不断自我安慰道，他那有些不稳固的道心一时间平和了不少，只是看着对方与自己师尊亲近的模样，这还是自己从未有过的体验，令人难受不已。六长老朝着苏九哥拱手道歉：“弟子大人，还请千万别放在心上，逆徒不知天高地厚，绝没有要得罪您的意思。”苏九哥不在意的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小事而已，无妨。”六长老这才松了口气，眼眸闪烁。自己这个弟子平日虽然傲气，但绝非那种目中无人之辈。今日任谁都知道，弟子大人身份尊贵，乃是无极仙门的贵客。这时来挑战，冲撞了弟子大人，岂不是让整个无极仙门陷入两难之地？好在弟子大人不仅手下留情，还没有多加怪罪。袁弘性格比较直率，说不定其中是受到了小人的挑拨。六长老暗暗想到，能成为仙门长老之人，无一是例外，都是心思缜密之辈。他很快便想到了这个可能性，紧盯着下方失魂落魄的袁弘，开口道：“弘儿，说你为何要来挑战弟子大人？”列前阳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地看了眼六长老，开口问道：“六长老，此言何意？”六长老恭敬开口道：“宗主大人，我这徒儿性格直率，但也绝非是不长眼睛之辈。我怀疑今日袁弘挑战弟子一事有些蹊跷，说不定是想挑拨我们无极仙门与弟子大人的关系。为了给自己这亲传弟子开脱，避免宗主事后找麻烦，他不惜将事情夸大了一些。”列前阳闻言，瞳孔迸发一道摄人的金芒，沉声道：“你是说有人在其中作祟？”六长老，正是。苏九哥在旁微微一愣，有些诧异的看了六长老一眼，想不到这无极仙门的长老竟然能够想到这一点，怎么和自己认知中的有些不同？苏九哥嘴角扬起，露出一抹好看的弧度，看向了一旁柳青燕。不过也好，就让你师尊好好看看长生柳主角的真面目。明明是一个天赋极差的废柴，却要谎报年龄，在无极仙门中装成天骄，占用大量的资源，再加上算计同门之人，这其中无论是哪一点被暴露出来，恐怕我们这位长生柳主角都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吧。柳青燕注意到了苏九哥正在笑盈盈地看着自己，之前那霸道至极的一幕，再加上对方那具美要挟的脸庞，芳心竟然有了一些波动，酥胸起伏。他深吸一口气，甩去了脑中奇怪的想法。柳青燕，你在想什么呢？自己可是仙门长老，若真论起年龄来，比这位弟子大人可要大上了几百岁。叮！天命女主柳青燕芳心有所波动，天命主角徐年天命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当听到系统声音时，苏九哥一愣，脸色逐渐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这是什么情况？这女人不会是在脑补些什么吧？难道真如系统所说，自己的王霸之气这妖牛逼的吗？自己还没开始动手，怎么就搁起来了？苏九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这白给的反派值拿起来还是很香的。列前阳在与六长老一番交谈过后，紧皱着眉头，微微颔首。他看向下方的袁弘，声如炸雷，开口说道：“袁弘，快说，你来挑战弟子大人，可是受到他人指使？”徐年面色一变，心里莫名涌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为何突然这么问？当听到这句话时，袁弘忽然想起了之前徐年所说的那一幕，若非是他，自己也不可能会不知死活的挑战弟子大人。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袁弘瞳孔一凝，满是仇恨地转头看向一脸做贼心虚的徐年。这一刻，他终于反应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徐年木的。他想利用自己试探出弟子的实力，好方便挑战弟子大人。自己中套了，你算计我！袁弘怒声说道。上方的列前阳见状，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冷声道：“什么？还不快说！”袁弘深吸一口气，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宗主大人，是徐年，这一切都是徐年那个家伙让我做的。”完了！徐年脸色一变，面如死灰，他眼神有些愤恨地瞪了一眼远处的袁弘，怎么也不敢相信对方会将自己给供出来。活了5000多年的他，虽然天赋极差，但却自认为以自己的城府能够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在他心底深处，都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能够隐藏年龄，甚至瞒过入圣境列前阳，混迹于异仙门之中数十年，未曾被人发现，获得海量资源栽培。光是这般手段与胆识，便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当听到袁弘之言时，上方的一众长老们面色大惊。你说什么？他们有些不敢相信，那挑拨之人竟会是无极仙门最为出色的弟子徐年。柳青燕更是俏脸一寒，她声音清冷地朝着六长老开口道：“六长老，我素闻你弟子与我门下弟子有所恩怨纠结，但真以为本座的弟子是好欺负的吗？”他还以为袁弘这句话是六长老的意思。身为徐年的师尊，对徐年的性格自然是熟知。自己这个弟子平日待人温和友善，极少在门内发生过冲突，绝不是会做出这般事。六长老也是才反应过来，冷笑道：“哼，本长老可不是那般不分大是大非之人，柳长老可不要随意的污蔑人。”柳青燕冷哼一声，没有说话。作为旁观者的苏九哥就静静地看着眼前一幕，他倒是想要看看这天命主角会怎么做。列前阳听闻，皱了皱眉头，抬手说道：“好了，你们都别吵了。”他看向下方的袁弘，眼神犀利地说道：“袁弘，你可要明白，这句话不是一件小事。我知道你与徐年有些矛盾在其中，但要是胆敢有所隐瞒或是撒谎，你可知道后果？关乎于弟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别看现在弟子大人好声好气，并没有多说什么，可保不准心里就暗暗将此事记下。若是一些大族之中性格狂傲、脾气不好的天骄妖孽，早就将其视为是无极仙门对自己的亵渎与不尊重。”列前阳不敢有所怠慢，决定追究到底。袁弘认真的点点头，他现在可谓是将徐年给恨透了，将自己当枪使不说，还差点得罪了弟子大人，十分笃定保证道：“宗主大人，我袁弘所言若是有假，愿意自裁于此，以死谢罪。若非徐年激我，我绝不会做出如此不明智之举。”以死谢罪！演武场中的弟子们都惊了，不少人窃窃私语道：“袁师兄这话也太狠些吧！之前我倒是的确看见徐师兄和袁师兄说了些什么，难道袁师兄真的没有说谎？我也看到了，徐年师兄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自己不敢挑战弟子大人，反倒是让袁师兄先上。徐年在无极仙门还是很有威望的，乐于助人，严于律己。”众弟子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说道。徐年脸色难看无比，他没想到袁弘这个家伙竟然能说出这般话，心中早有千般解释，可这话一说，几乎是坐实了是自己指使他的原因。列前阳眉头紧皱，他转眼看向了远处的徐年，沉声说道：“徐年，过来。”徐年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他尽量显得面色平静，波澜不惊的模样，可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当事人袁弘以及台上的苏九哥。徐年拱拱手，声音淡然的开口说道：“宗主。”列前阳见他这般样子，心中更为疑惑了，质问道：“袁弘之前所言，你可都听到了？”徐年听到了。列前阳声音大了些，他说的都是真的。徐年沉默了一会，没有说话。上方的柳青燕坐不住了，她朱唇轻启，开口说道：“徐年，你放心大胆的直说，为师会为您主持公道，公道自在人心。”噗！苏九哥忍不住笑了起来：“冰山美人，胸大无脑啊！”柳青燕看了过去，蹙了蹙眉头，有些不解的说道：“弟子大人这是何意？”苏九哥摆手：“没事，你们忙。”徐年此时可谓是进退两难，他看了看台上的师尊，心里纠结万分。师尊如此维护自己，可这件事的确是自己做的，要如何解释？脑海飞速旋转，一时半会想不到什么好主意。袁弘冷眼看着他，冷笑道：“徐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徐年没有理会他，而是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宗主、长老、师尊，这件事我的确是说过。”什么？见徐年承认，不少长老诧异无比，就连列前阳都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是徐年所做。在他们的印象之中，徐年一直以来无论是心性还是天赋都是极高的弟子，怎会唆使他人做这件对无极仙门有害无益的事？柳青燕娇躯一震，她美眸中显得有些不敢相信。师徒多年，像是重新认识了一遍自己这个弟子，看向徐年的眼神中只有浓浓的失望之色。叮！天命女主柳青燕心生芥蒂，天命主角徐年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苏九哥坐在一旁，淡淡的品着茶，仿佛局外人一般。六长老听闻冷笑道：“我早就知道此子绝非什么善茬。柳长老，看来你这弟子倒是让你失望了呀。”列前阳目光闪烁，眼眸阴沉如水。徐年，你蛊惑袁弘，得罪弟子大人，这是为何？你可知这是在害他？徐年有些不敢去看师尊，他似乎已经能够猜到柳青燕那失望无比的表情。但是这件事若是不说清楚的话，他徐年这么多年以来苦心经营，可就全白费了。能够进入无极仙门到如今这个地步，哪怕是他也费了不少心力。徐年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头，脸色坦荡，义正言辞地说道：“我的确是想要挑战这位弟子大人。弟子大人身份尊贵，
乃是地族苏家之人，如此妖孽，试问谁人不想挑战？我徐年虽自知不如弟子大人，但依旧难掩炙热的内心，想要面对一下诸天之中真正的天骄。说到这，徐年顿了顿，声情并茂道：“我只不过是袁洪师兄多提了一嘴，却不想袁洪师兄误会曲解了我的意思。弟子可从未有过别的想法呀。”言语诚恳，那般模样，仿佛他才是那个受害者一般，竟把列前阳说的一愣一愣的。一旁的袁洪听闻，瞪大了眼睛，愤怒无比的瞪着徐年，斥责道：“混蛋！你这家伙可不要颠倒黑白！不是你让我去挑战弟子大人的吗？”徐年有些悲叹的摇了摇头，似想说些什么，可最后又止住了。袁师兄，哎！袁洪恼怒的面红耳赤，论心机城府，他哪里会是徐年的对手？六长老气急，好个伶牙俐齿之徒，这黑的都要被你说成白的了。列前阳眼神闪烁，沉默了。他大概能够理解徐年，真正的天骄有斗志，敢于挑战，哪怕面对的弟子也一战之心，道心坚韧不拔，这可是好事。可眼前这位毕竟是苏家弟子，一时间可让他有些犯了难。这柳青燕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些。苏九哥诧异的看了下方的徐年一眼，好家伙，还真能演啊！避重就轻，面对唆使一事是只字不提，反倒是还刷了一波好感。若是一般人，恐怕真就被徐年给糊弄过去了，不畏强权，甚至还会在心中高看他一眼。苏九哥眼神变得有些玩味了起来，这般心思缜密的天命主角，倒是有点意思。既然你这么喜欢演，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一玩。柳青燕有些歉意的看了苏九哥一眼，欠身道：“弟子大人，既是我弟子的过错，身为师尊，我替徐年向弟子大人您道歉。”他来到苏九哥身前，微微欠身，或许是因为胸前被挤压着的白兔实在是太大了的原因，之前被提上去抹胸，不经意之间又滑落了一些，一抹雪白粉红竟从中跳脱了出来，露出深深的沟壑，春光乍现，看上去确实是诚意满满。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柳青燕绝美的容颜上闪过一丝绯红，玉手迅速的将胸前拉起，捂着酥胸，掩盖着那一抹诱人的春光。苏九哥淡笑道：“本就不是什么大事。”柳青燕有些不信，上位者喜怒无常，嘴上这么说，保不准背地里会记恨些什么。他朱唇轻启，还想说些什么，却被苏九哥看透了他的想法，轻声说道：“柳长老若是真有歉意的话，不妨答应本弟子一个条件。”柳青燕一愣，什么？苏九哥神秘兮兮的勾了勾手。柳青燕有些不解，苏九哥见状，索性直接俯首到他耳边，嘴唇微张，轻声说了些什么。晚上，柳青燕闻言娇躯一震，粉嫩的耳根瞬间变得通红，美眸中闪过震惊与愠怒，绝美的脸庞绯红，紧紧盯着苏九哥。他握了握双拳，饱满的酥胸一起一伏，有些恼怒道：“还请弟子自重。”调戏天命女主，苏九哥显然觉得很有意思，不在意的扬起嘴角笑道：“柳长老既没有否认，那本弟子就全当是已经答应了。”柳青燕气得跺了跺脚，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没有说话，又变回了之前那冰山美人的模样，重新回到了自己座位上。身旁有长老见状，好奇的询问道：“柳长老，弟子大人和你说了什么？”柳青燕冷声说道：“与你无关。”而另一边，见弟子不想追究什么，思索许久的列前阳也终于开口道：“徐年，念在你不过是少年心性，不知天高地厚，而弟子大人又宽宏大量，便饶过你这一次。不过不管你无心也好，有心也罢，终究是冒犯了弟子大人，就罚你扣除5年宗门所提供的修炼资源，宗门大比之后去攻伐殿领罚，权衡再三，这差不多是最好的结果了。好在也没出什么大事，5年的修炼资源，以徐年的实力来说，只要这次宗门大比能够夺得第一，那么绝对是比上有余。”列前阳虽是这么想，可徐年就不一样了。当听到罚去5年修炼资源后，他脸色一下就变了。5年，他之所以来到无极仙门，便是看中了这里的宗门福利。自己天赋本就极差无比，能够修炼到如今这个地步，其中所耗费的修炼资源何其之大，他一个人需要的资源几乎已经是数十个弟子的总和。徐年脸色阴晴不定，有些难以接受。来时自己的修为其实便已经达到了到宫境9重，为了不暴露天赋，每隔1年便会显露一些，这样让外人看上去才无愧天骄之名。10年才从到宫境9重突破道归一境一冲，如今若是断了资源，接下来的很多年里，自己绝对无法再一直保持修为上的领先，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见徐年没有说话，列前阳眉头一皱，沉声说道：“怎么，你可是对本宗的处罚有所不满？”徐年这才反应过来，赶忙说道：“没有，弟子愿意接受宗门一切处置。”他心都在滴血，简直是亏大发了。列前阳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可苏九哥却并不打算这么轻易的便结束，算计本弟子还想跑，那怎么行？苏九哥缓缓放下了手中茶杯，他看着下方的徐年，脸色平静的淡淡的开口道：“这么说来，其实是你想挑战本弟子？”徐年一怔，他点点头抱拳，滴水不漏的说道：“是的，不过在看完袁洪师兄后，在下深知自己的实力与弟子大人您的差距犹如天鹤，自愧不如，所以不必了。”苏九哥打断，有些戏谑的说道：“既然你如此迫切想与本弟子比试一番，那本弟子就满足你。”啊！徐年一下子懵了，他本以为自己谦卑示弱，以弟子高高在上的身份是绝对不会将自己放在眼里的，可没想到对方竟然不按套路出牌，这般身份尊贵之人竟然肯屈尊与自己比试一番。他本就不是什么喜欢动手之人，在见过袁洪的惨状后，喜欢狗的徐年哪里还有这般心思？憋了一肚子火气的袁洪闻言大笑一声，说道：“哈哈，好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徐年，你之前你不是你的目标就是弟子大人吗？现在好了，弟子大人同意和你一战了，还不快磕头谢过大恩？”
在真正的实力碾压之下，徐年在苏九哥面前耍的小聪明一瞬间荡然无存。徐年赶忙摆手，急忙解释道：“不是这样的，弟子大人，苏九哥，听列宗主说，你是无极仙门的第一天骄，如此年轻便修炼至归一境，这般天赋，就连本弟子都是羡慕不已啊。”一边说着，坐了许久的苏九哥起身了，步伐缓慢，踏空而来，高高在上，犹如悬挂在天空中的一轮皓日，俯瞰着下方一脸错愕之色的徐年。苏九哥淡笑着开口，自负无比地说道：“对于真正的天骄，那自然不能如之前那般，本弟子会将修为压制在道宫境一众，不知能否让我见识一下无极仙门第一天骄实力。”为了给这位狗道长生留天命主角一点勇气，他特地将修为压制在道宫境，比徐年低了足足一整个大境。天命主角不是都喜欢打脸吗？如此大好的机会，我给你。长老们坐不住了。道宫境，弟子竟然要将修为压制在道宫境一众，众长老们显得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徐年可是他无极仙门归一境的天骄啊，一整个大境界，哪怕是对方是弟子，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赢得胜利吧。柳青燕美眸闪烁，苏九哥那霸道的身影一时烙印在了他的心中，甚至都忘了下方那位是自己的亲传弟子。列前阳脸色大变，这要是徐年伤了弟子大人，那无极仙门可就罪过大了。与一众震惊的长老们比起来，银老脸色出奇的平静，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苏九哥的安危。徐年顿了顿，他有些不相信地看了眼上空高傲无比的弟子，试探地说道：“弟子大人，这不太好吧？对方如果真将修为压制到道宫境一众，他还真不怎么惧怕。身为天命主角，这点自信还是有的。而且这可是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若是他徐年能够击败弟子，不仅在无极仙门地位将大有不同，就连美女师尊都会高看自己一眼。”徐年显得很是异动。苏九哥眼神玩味，大概摸清了徐年的性格，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对方不会动手。但这可不是他说了算。苏九哥将虚神境的修为压制到了道宫一重，他身上的气息减弱了一些，但依旧充满着与生俱来的威严。苏九哥脸色平静，缓缓开口道：“开始吧。”明明得了便宜，徐年却像是被迫无奈，只好拱手沉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弟子大人赐教。”得罪了。普罗玄宫飞速流转，在其身后忽然浮现出了无数张喜怒哀乐的面孔。此刻的徐年无悲无喜，仿若变成了一位俯视众生的佛祖。一座古铜色的佛影符现于其的身后，那尊佛影怒目圆睁，面目狰狞，充斥着暴力与愤怒。众生相，怒情相。下方弟子之中泛起轩然大波。这是徐年师兄弟绝学神通众生相？不会吧？徐年师兄难道真的要挑战弟子大人？弟子到底是什么修为啊？之前击败袁弘师兄时，我都没看清弟子大人是何时动手的。你们说这场比斗，徐师兄有机会吗？徐年心神合一，活了5000年的经历告诉自己，狮子搏兔亦要用全力，哪怕是面对已经压制修为了的苏九哥，他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徐年看向苏九哥，沉声道：“弟子请。”苏九哥看了眼徐年身后的众生万象与大佛虚影，喃喃道：“法相天地吗？有点意思。”他动了，仅仅是一个呼吸，苏九哥便告诉了他究竟谁才是那头狮子。金色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徐年的正上方。徐年瞳孔一缩，他操作着怒情相，挥动着古铜色巨大的手掌，朝着上方拍了过去。隆隆，归一境的修为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去，如大浪淘沙，排山倒海。众多弟子感受到这股气息后，纷纷大惊。不对，徐年师兄好像已经突破到了归一境。什么？弟子大人将修为压制在道宫境，岂不是比徐年师兄低上足足一个大境吗？列前阳紧紧地盯着眼前一幕，蓄势待发。若是有一个不好，便会出手。柳青燕望着空中那璀璨霸气的身影，睥睨众生。她美眸闪烁，不知为何，竟然心中升起了一丝隐隐的担忧之情。演武场上空，怒情像巨大的手掌朝着苏九哥拍来。苏九哥面色平静，波澜不惊。拥有因果神眸的他，能够清楚地看到怒情像的一举一动。就在那古铜色巨大手掌要接近之时，他缓缓地朝着下方踩踏而去。嗡！从其足下，一缕缕符文犹如水中涟漪一般朝外扩散。黄金色的长发发扬，在日光的沐浴之下，宛若一尊圣灵降世。咔！那古铜色的手掌遍布起蛛网般的纹路，竟瞬间破碎炸开。面目狰狞的怒情像虚影，像是遭受到了一股无上的伟力破灭。徐年如遭重击，身躯向后退了几步，捂着胸口，满脸皆是不可思议之色。这怎么可能？他甚至都没看清苏九哥是何时出手的。苏九哥的依旧在缓缓落下。在这一刻，徐年终于体会到了之前袁弘接杯时的那般无力。他手中储物戒闪烁，不再保留，顿时间一座滔天大阵升起，又是一卷巨大的山海图抵御在头顶上空。天机十绝阵，山海绘卷，法器尽出。苏九哥落于那遮天蔽日的山海绘卷之上，整座天机十凶阵一同连带着山海绘卷，竟然反向朝着徐年的方向压来。隆隆！徐年脸色一变，双手催动着普罗玄功，苦苦地支撑着山海绘卷，像是一座巍峨的泰山压下。5米、3米、2米，眼看就要将徐年埋没在其中。徐年紧咬着牙关，手中青筋暴起，一时支撑不住，竟然半跪了下来。该死，这真的只是道宫境一重的力量吗？为何会这么强？不仅是他，就连台上的长老们也都表情惊骇。这便地落时代妖孽吗？弟子大人明明已经压制了修为，可为何我宗第一天骄甚至都不能让其出手？太恐怖了！徐年完全不是弟子的对手啊！这几乎已经不是战斗了，而是单方面的碾压。
徐年面目变得十分些狰狞，他双眸赤红，显得狼狈不堪，不能接受自己如此轻易的就落败。给我起啊啊啊！徐年咆哮道。在起身后，无数的众生向朝着山海会卷涌去。苏九哥踏立于山海会卷上方，仅仅用着道宫境一重的修为，便将底牌进出、竭尽全力归一境的徐年压得抬不起头来。黑色的气旋翻涌，霸气无双的黑色长戟出现于手中，手持黑黄渊戟，沐浴在金色光芒下的苏九哥身姿显得格外的高大伟岸，如同一尊盖世神王。长老们面色动容无比。早听闻帝洛时代妖孽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越阶大境界战斗妖孽更是繁多。可当他们真正见到如此自信耀眼的苏九哥后，依旧免不了心中的震撼之情。这个来自10万年前的弟子，让人似乎重新回到帝洛时代那个妖孽横厉、璀璨辉煌的大势之争，一切似乎显得是那么的理所应当。帝洛妖孽理当横压一世。此刻已经无人去在意徐年的死活，所有人都瞳孔中都目露痴狂，仰望着那高高在上、举世瞩目的金色身影。苏家弟子，苏九哥地眸闪烁，喃喃道：“长生留天命主角，也不过如此，结束了。”苏九哥淡漠不带丝毫感情的说道。嗡！手中的黑黄渊戟化作一条魔龙，朝着山海会卷咆哮击坠，如垂落的古星撞击于大地。恐怖磅礴的威能直接将这件圣品法器所撕裂，无数的火花从中溅射。作为防御性法器，山海会卷在黑黄渊戟面前脆弱的犹如纸糊，瞬间被洞穿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山海会卷破，天机十绝阵破。徐年呼吸一滞，黑黄渊戟击碎的不仅仅是2件法器那么简单，连带着的还有徐年向来的自负和心底深处那高傲感。浓浓的死意将他的脑海所充斥。5000年以来，他从未在一个人身上吃过这么大的亏，心生绝望。太强了，实在是太强了！这真是道宫境能够发挥出的力量吗？我要死了吗？这是徐年现在唯一的想法。璀璨至极的光芒轰然而起，整个演武场内被这恐怖的余波所笼罩。轰隆隆，列乾阳瞳孔一凝，他在第一时间释放了力量，保护一众无极仙门的弟子。当余波散去，徐年怔怔地瘫软在地，他直直地望着上方那睥睨众生的金色身影，张了张嘴。在其身旁的空地，一个巨大的深坑浮现。弟子留手了！所有人屏住了呼吸，这壮观之举比之前那一幕更为震撼1万倍。苏九哥落于地面，他经过徐年身旁停留了片刻，但笑一声，用只有2人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算计是显得那么的滑稽，可笑。”呵！徐年浑身一震，叮！天命主角徐年心生恐惧，道心出现裂痕，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哦，500！苏九哥眉头一挑，像是有些累了的哈了口气，他伸了个懒腰，淡淡道：“今天就到这里吧，本弟子有些累了。赢了，我们走。毕竟重头戏还在今天晚上呢。”在说完这些之后，苏九哥头也不回地转身朝着场外离开，只留一脸震惊的徐年留在原地。尹老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身后，也一同随着离去。在苏九哥离开后，演武场内的弟子们炸开了锅。弟子以道宫境一重的实力，仅仅一招便击败了我无极仙门第一天骄徐年师兄，太恐怖了！弟子大人的战力简直是举世无双，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刚刚那一招。不是徐年师兄太弱了，而是弟子大人实在是太强了，这样的对手我甚至都不敢正面相望，就连上方的长老们也都面面相觑。宗主，现在怎么办？列乾阳失神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看了眼下方那2处巨大的深坑，还有失魂落魄的徐年，没好气地说道：“还能怎么办？没看到演武场都没了吗？今日宗门大比推迟，明日继续。”说完，列乾阳直接起身拂袖离开，他还要去给弟子大人安排住所呢。眼下来看，无论是袁弘还是徐年，都已无力再进行宗门大比。这位苏家来的弟子大人还真是强得可怕啊！列乾阳眼神闪烁，心悸无比地想到。6长老心中暗爽不已，能够让柳青燕的亲传弟子吃这么大一个亏，也算是给红儿报仇了。此时的柳青燕脑海中依然回荡的是之前苏九哥那神武无双的一幕。柳长老，柳长老，你弟子还在那下面呢。直到身旁一位长老不断呼唤，柳青燕这才缓过神来。柳青燕点点头，声音清冷地说道：“我知道了。”柳青燕来到门下弟子徐年身边，徐年怔怔地望着柳青燕，喃喃道：“师尊，我败了。”柳青燕美眸平静，开口说道：“这不怪你，弟子乃是地族妖孽，就算是别人来也是一样。能够坚持下弟子一招，虽然其中有弟子留守的原因，但这也很不错了。”徐年凄惨一笑，他有些木然地看着地上已经破碎灵气尽失的山海会卷与天机十绝阵，一直以来都是无往不利的自己，还从未有过被人如此轻易便碾压的一幕。他需要时间缓一缓。柳青燕看着门下弟子狼狈不堪、一脸呆滞的惨样，和轻松无比的苏九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先前挑拨一事，蹙了蹙眉头，心中莫名升起一股厌恶之情。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几番下来，自己的心似乎更偏向了弟子一些。望着苏九哥离去的方向，柳青燕心中暗喃喃道：“晚上，经历袁弘与徐年一事，无极仙门整座山峰都在热烈讨论着白天那激动人心的一战。不少人夜不能寐，哪怕置身战斗的不是自己，但弟子强大的背影深深的烙印在他们心中。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仙门内的弟子们都要笼罩在弟子的阴影之下。夜静谧无声，虫鸣在奏着乐章。而此时的苏九哥正坐于一处安静悠然的庭轩之中，皎洁的月光照耀着他俊美妖异的脸庞，傍晚的微凉的清风拂过，衣袍飘然。苏九哥眼眸闪烁，似乎在想着什么。
尹老的身影如同鬼魅，悠悠上前，开口询问道：“弟子大人似乎是有什么心事，可是白天无极仙门天教徐年的原因？”苏九哥看向了他，没有解释，而是淡淡的说道：“查到了。”尹老点点头，开口恭敬道：“已经查到了，徐年的住所是在玄机峰灵峰之上。今日他受了重伤，现在正在洞府内闭关养伤，估计明日的宗门大比应该无法再争夺第一了。柳青燕门下曾经一共有4名弟子，除了徐年以外都是女子。其中有些蹊跷的是，柳青燕的大弟子曾在突破到宫境时失败，意外暴毙，这一直是柳青燕的心病。”哦，苏九哥眉头一挑，抓住了其中重点。暴毙？尹老沉声说道：“是的，而且死因蹊跷，据说死前曾去过徐年的洞府一趟，而那时候徐年才刚加入无极仙门不久，但因为时间太长，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咧嘴淡笑，喃喃道：“看来我们这位长生流天命主角也不是毫无破绽啊。亘古长青体，诸天之中极为稀少且特殊的体质，哪怕是一毫无修为的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千载寿命，更别说是修炼之后寿元的成倍增加。既然徐年一直认为自己乃是永生不死之人，若是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寿元耗尽，岂不是很有意思？”苏九哥眸光闪烁，在心中逐渐升起了一个弥天大计。既然你最为擅长的便是手段，那么本弟子就用你最为擅长的东西陪你好好玩一玩。他屈掌一挥，一本已然有些泛黄的古籍初出现于桌上，上面赫然写着燃魂秘术。苏九哥看着尹老，缓缓说道：“将这本神通秘籍找个机会送给徐年，顺便将关于暴毙弟子一事给调查清楚。辛苦你了。”尹老脸色谦卑，认真的说道：“为弟子效力，乃是影子该做的事情。他们身为地族苏家的秘密培养的死士影子，最为擅长的便是调查与潜伏刺杀一事。这也是为何苏家长老们肯放心的让尹老成为弟子护道者的原因。”苏九哥微微颔首，开口问道：“现在几时了？”尹老：“2更。”苏九哥一笑：“也是时候了，该去我们柳长老的寝居看看了。毕竟白天里柳青燕答应自己的事还没做呢。”他缓缓起身，不紧不慢地朝着玄机峰而去。尹老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洞府内，暴怒至极的徐年不断砸碎一件件物品，他咆哮道：“混蛋！混蛋！想我徐年身为永生之人，活了足足5000多岁，怎么可能会不敌一个乳臭未干的什么狗屁弟子？不就是仗着出身好了一点吗？他苏九哥又是哪里能够比得上我？”此刻的徐年完全没了白天时的冷静与沉稳，他的心境已经很久没有波动过了。而苏九哥的突然出现，几乎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在一番发泄过后，徐年安静了下来，望着一地狼藉，徐年眼神闪烁，坐了下来，心中暗暗想到：不行，我得冷静。这么多年来，什么大风大浪自己没见过，比自己更为强大之人数不胜数，大多都已经化为了一地枯骨，自己都熬过来了。唯有活到最后，才是最终的赢家。今日之事是自己太过大意了。那苏家弟子不过是途经拜访，估计用不了多久便会离开，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主要是今日对方与师尊的亲密，让他一时间急躁了一些。看来自己的心境还是有待提高。徐年总结了一些自己的不足，这是他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有些焦躁的内心也平和了不少。当务之急是明天宗门大比一事。徐年喃喃道：“山海绘卷与天机十绝阵的损坏，自己现在气海空虚，又被罚去了5年的修炼资源。这宗门大比第一的奖励，他是一定要拿到手的。”徐年调动出储物界内自己所剩无几恢复真气的天才地宝，开始吸收了起来。但因为天赋极差的原因，一件天才地宝当中的天地灵气，自己只能够吸收1/10不到。徐年感受了一下气海内的真气，现在甚至比起到宫境都有所不如，脸色有些难看，紧锁着眉头。这样下去，明日大比争夺前10都有些问题，这该如何是好？就在徐年来回踱步构思破局之法时，一道有些沙哑阴恻恻的声音忽然响起在他耳边：“想赢吗？”这声音突如其来，给徐年给吓了一跳。他猛地转过身，冷声呵斥道：“谁在那？”周围空无一人。徐年皱了皱眉头，那个阴冷的声音又再一次响起：“明天的宗门大比，想赢吗？”徐年心里一耸，他表情警惕，阴沉无比的说道：“装神弄鬼，你是什么人？我不需要你的帮助，给我滚！”生性警惕的徐年冷喝道。那声音没有响起，而是一卷泛黄残破的，上面还有残留着一些干涸血迹的古籍漂浮在了他的眼前。这个秘籍可以帮你。徐年紧锁着眉头，他注意到了那个古籍，似有所感，古籍竟然缓缓地翻开，竟然是一本至尊级的神通秘法。徐年面色大惊，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那本古籍，大声道：“你到底是何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活了这么多年，经历告诉他，这世间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午餐，一切免费的事物都是有代价的。他绝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落在自己头上。像是察觉到了他心中所想，那声音从4面8方响起：“结，此物名为燃魂秘法，修炼者可以燃烧寿元，爆发出远超于当前境界的力量。当然，这并非是没有代价的。无名噬魂真人，修炼此法之人，当你寿元燃尽之后，本座会来收取你的神魂。至于修不修炼，那是你自己的事。”噬魂真人，燃魂秘法。徐年心中惊骇，天底下竟然有这般邪术。他缓缓拿起那本记载着燃魂秘法的古籍，一时间竟然沉默了。代价便是寿元燃尽后收取神魂吗？徐年笑了，心中满是不屑。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催命的符箓，但自己身为永生之人，寿元无穷无尽，等你死了，我都还好好活着，这不是正是最为适合自己的神通之术吗？此等神通，
明日说不定真的能够帮自己夺取第一。徐年承认，他心动了。徐年眼眸中迸发出一道摄人的金芒，开口道：“原来如此，你是想要我的神魂吗？好，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了。”噬魂真人，哈哈，大笑声音响起。好小子，我劝你可不要用得太猛了，那我就等着你陨落的那一刻。那声音渐行渐远，尹老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徐年的洞府之外，看着洞府喃喃道：“果然不出弟子所料，这徐年生性谨慎，在没提出代价时，他是绝不会修炼此等神通的。”他眼神变得有些怜悯，虽然不知弟子大人为何要这么做，但是被弟子惦记上了。这无极仙门所谓的天骄，还不知道自己正朝着深渊一步步的迈进。他心念一动，直接操控了2个玄机峰的弟子途径此地。那2个弟子眼神晦暗，木然的交谈道：“听说了吗？我刚刚看到那位弟子大人正朝着柳长老住所而去呢。你说弟子大人会不会和柳长老有些什么？不然来我无极仙门做什么？真的假的？我还能骗你不成？那可是我亲眼所见。弟子大人风华绝代，别说是柳长老了，就我一个大老爷们都有些抗拒不了。这对我无极仙门可是好事啊。”说的也是，我无极仙门若是能够抱上弟子的大腿，也算是飞黄腾达了。洞府内，观越过燃魂秘法，正一脸狂喜之色的徐年，当听到外面的声音，猛地一震，他瞳孔摄人，满是杀意的起身，打开洞府，目光像是要吃人一般，紧盯着眼前的2位弟子，寒声道：“你说什么？”玄机峰之巅，一座典雅清秀的宫阙内，屋内点燃着令人心神宁静的幽香。柳青燕身着一袭青蓝色的薄纱襦裙，完美的勾勒衬托出其曼妙的曲线。她美眸如水，有些心神不宁的嗫嚅地坐在椅子上，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一般。玉手轻攥着如薄纱般的裙摆，心跳不知怎么的有些加快。望着窗外的夜景，柳青燕心中暗暗想到：弟子真的会来吗？她此刻有些说不明白自己是怎样的心情。白天弟子福尔曾说过，今日2更，我有一事想要找青燕，你在屋内商谈。柳青燕轻咬着朱唇，绝美的脸庞在烛火的照耀下晕染上了一丝绯红。什么青燕？这位弟子果然是个轻浮之人，大半夜的还能有什么要事商谈？柳青燕，你究竟在期待些什么？你可是无极仙门的9长老。柳青燕思绪万千，脑海中胡思乱想。她深吸了一口气，饱满的酥胸起起伏伏，缓缓起身，准备去屋外透透气。玉手推开房门，却刚好撞见门外远道而来的苏九哥。四目相对，此刻的苏九哥穿着轻便一袭黑色长袍，在月光的照射下，没有白日的霸气非凡，反倒是平添了一份出尘之意，犹如一个玩世不恭的卓氏公子。面容俊美妖异，剑目星眉，地眸深邃如渊，宽阔高大的身姿挺拔，充满着安全感。2人就这么直直撞见了。苏九哥眉头一挑，打量了一眼柳青燕身后整洁典雅的屋内，鼻尖传来好闻的芳香，有些玩味的轻声道：“看来柳长老是等候了本弟子许久啊。”柳青燕愣了愣神，她美眸中一下子闪过一丝小女儿的慌乱之色，赶忙避让开来，轻声说道：“弟子大人，您来了。”苏九哥嘴角扬起，目光毫不避讳，肆意地停留在了柳青燕身上，淡笑道：“怎么，你好像很怕本弟子？”柳青燕本就身怀狐媚神体，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苏九哥那火辣辣的视线，心脏忽然砰砰直跳了起来，浑身像是爬上了蚂蚁，一个机灵，强行平复了一下内心。柳青燕缓缓抬起头，绝美的脸庞紧盯着苏九哥，开口道：“不知弟子所为何事，要这么晚单独说？”苏九哥轻笑一声，他转过身，望了望天空中那轮饱满皎洁的明月，出言邀请道：“运气不错，今夜月色挺美的，你这玄机峰也甚是幽静，出去走走。”柳青燕一愣，她美眸有些疑惑地看了眼苏九哥，微微颔首，跟了上去。不得不说，柳青燕的品味不错。她的住所内小桥流水，水榭庭轩，种植着不少灵花灵草，景色宜人。夜晚清冷，在银色月光的映射下，柳青燕那如同羊白质般雪白的肌肤变得更为的娇嫩动人。2人穿过小桥，时不时地交谈着什么。见眼前这位弟子一直都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柳青燕也逐渐放下来戒心。她坐于庭轩中，轻声说道：“弟子现在可以说了吧？”苏九哥反问：“柳长老莫不是很想本弟子走？”柳青燕一时语塞，显得有些窘迫。苏九哥大笑一声：“你我之间不必如此拘束身份，弟子之称就此作罢，可好？”这柳青燕有些为难，她低着头，这位在外冷若冰霜的女子，在苏九哥面前反倒是一直被其牵着走。柳青燕，那我便叫你苏公子好了。苏九哥点点头，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不瞒柳长老所说，我此次远道而来，正是想要请教你一些修炼上的问题。我在此经已久，对于修炼上的感悟，倒是有许多一知半解，烦请柳长老为我解惑。”柳青燕闻言恍然，也没有什么不相信的。自己身为狐媚神体，对于天地感悟本就远超于常人，甚至是入圣境的烈前阳都有所不如。这也是为何自己门下弟子在无极仙门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天骄，这几乎是整个无极仙门公认的事实。他微微颔首，朱唇微张，开口说道：“原来是这样吗？”苏九哥吊笑：“怎么？我看柳长老好像还挺失望的样子。”柳青燕美眸有些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道：“那不知苏公子是何修为呢？”苏九哥淡淡道：“虚神境。”虚神境。柳青燕美眸瞪大，惊讶万分地看着他，显得很是难以置信。眼前这位弟子才多大啊？自己现在才不过是神王境而已，对方竟然就已经是虚神境了。白日长老们所猜测，弟子应该是斩元境的修为，却不想还是看低了些。柳青燕惊讶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喃喃道：“苏公子，苏九哥，怎么了？”柳青燕天赋实在是令人惊叹，难道在帝洛时代，
如苏公子您这般出色的天骄妖孽，还有许多吗？他十分好奇地询问道。苏九哥失笑地说道：帝洛时代的妖孽的确是挺多的，以我的天赋，甚至称不上是最强。柳青燕大为所震，竟然连有连这位弟子都自愧不如的人，是谁？苏九哥接着道：帝洛时代长青仙帝之女秋莲月，先天道胎圣体，可谓是帝洛时代最为耀眼的妖孽之一，无论是天资还是容貌都惊艳万古。当吾还是归一境时，他便已经达到虚神境。先天混沌体与先天道胎圣体，身为诸天之中最为古老强大三大神体之一，各有其的优势。论战力方面，身为先天混沌体的自己，当年归一境便可战虚神，但若仅仅只是论修炼速度方面，先天道胎圣体饶是先天混沌体都有所不如。说到这，苏九哥顿了顿，也不害臊地说道：不过嘛，比起本弟子来说，还是差了一点。柳青燕美眸闪烁，波光流转，她没有注意到后半句话，而是沉浸在那位帝洛时代绝世女子的故事之中。同为女子，她能够体会到这位能被眼前弟子大人都有所称赞的强大，不禁喃喃道：如此金才艳艳的女子，只可惜我没有身在帝洛时代，否则真想见一见。苏九哥嘟囔道：有什么好见的？他都不知道死多久了。此时虚空界海，一位白衣胜雪、不染尘埃的绝世女子漫步于虚空之中，仿佛是天地间的宠儿，在其周身围绕着无数神韵无比的古老道纹，气质圣洁，出尘脱俗，犹如一世的神女，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忽然，女子停下了脚步，望着一处道宇，灿若星河晶莹的美眸闪过一丝异彩。苏九哥与柳青燕论道许久，两人都惊叹于对方对天道理解的感悟，像是注意到了什么。苏九哥停顿了下来，望着一处无人之地，嘴角微微扬起。总算是来了吗？长生流主角徐年在得到消息后，偷偷潜入了师尊所在的玄机峰当中。在他心中，自己的师尊冰清玉洁，绝不是那种会夜会男子之人。可当亲眼看到眼前一幕，徐年崩溃了。自己最为敬爱仰慕的师尊，竟然在这月色下与那可恶的苏家弟子有说有笑地交谈着什么。柳青燕时而有些娇羞愠怒，时而思考，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两人关系不浅。徐年双目一下变得血红无比，他紧咬着牙关，嘴唇都已咬出血了，还浑然不知，胸腔被怒火所充斥。好你个苏家弟子，你身份尊贵，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可为何偏偏看上我的师尊？但凡是个男人都不能忍受自己日思夜寐、心爱的女子傍晚与别的男人交谈，更别提那个男人无论是样貌还是身份地位，都是远超自己，上上之选。徐年牙齿都要咬碎了，他本来打算循序渐进，通过漫长的时间逐渐打开师尊的心扉，可苏九哥的出现就宛若一枚炮弹，直接不讲道理的轰破了城门。可恶啊可恶啊！徐年愤怒至极的一拳捶在了墙上。砰！谁在那？寂静的夜里，这道声音显得格外的突兀。柳青燕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声音，她秀眉微蹙，挥手之间便是一道神通之术，朝着徐年所在的方向打去。轰！那座小山直接被打出了一个窟窿。苏九哥见状，故作疑惑地询问道：怎么了吗？柳青燕蹙了蹙眉头，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我好像听到有什么动静，可能是我听错了吧。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天命主角心生不满破防，极度怨恨宿主，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叮！恭喜宿主触发天命大反派3倍暴击奖励，获得反派值900。苏九哥脸色有些玩味，果然是你啊，若有所指的说道。我倒是没听到什么，此地既然是你的住所，总不可能有某些胆大包天的弟子敢在此偷窥吧？这个大逆不道的失控，看到本弟子与他最为敬爱的师尊如此亲密，八成心里很不好受吧？看吧看吧，看多了也就习惯了。柳青燕微微颔首，觉得也有些道理。此时徐年躲在一处山后，屏住了呼吸，浑身不知何时都已经湿透了，面色心有余悸。好在自己修炼了归息之术，就连身为神王境的师尊都察觉不到什么。当听到苏九哥所言，他肺都快要气炸了，不断自我安慰道：冷静，我要冷静。师尊素来洁身自好，冷若冰霜，这么多年来，除了自己，对其他男性都是不假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绝对不可能与苏家弟子有什么的。一定是这苏家弟子胡搅蛮缠，师尊被迫无奈，不胜其烦才同意的。想到这，徐年的深吸了一口气，脸色缓和不少。可接下来的一幕，任他心里有万般解释，都无济于事。徐年呼吸急促，瞪大了眼睛看了过去，表情更是格外的精彩。苏九哥算是明白了，长生狗道流的天命主角就是忍者神龟，反正无论是自己怎么做，就是避不出手。他倒是想要看看这徐年还能够忍多久。苏九哥索性加大了力度，他直接捂着胸口，摇摇欲坠，表情显得有些难受道：柳青燕见状被吓了一跳，她赶忙起身上前搀扶住苏九哥，关切无比地说道：苏公子，这是怎么了？苏九哥头躺在一片柔绵的温香软玉里，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对方的体温与心跳，好不快哉。只见他勉强地摆摆手说道：我没事，只是刚刚论道之时有所体悟，一时恭敬，体内真气运乱了一些。柳青燕绝美动人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慌乱，她也没有多加怀疑眼前这位弟子。之前的一番论道下来，苏九哥的好学求实、温润有礼，令他看到了苏家弟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不由好感大生。见此一幕，柳青燕关切地搀扶起苏九哥，开口道：苏公子，修炼一事还需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你本就已是诸天之中数一数二的绝世妖孽，又何必如此急切呢？我这就带你去休息一下。说罢，柳青燕便要带着苏九哥前去自己的闺房之中休养。苏九哥摇头道：这若是传出去，本弟子倒是无所谓，只是柳长老你
柳青燕立刻道：“本长老问心无愧，苏公子不必多说了。”柳青燕扶苏九哥进入了自己的闺房。话虽如此，可她的俏脸还是有些止不住的红润，轻咬着朱唇，望了一眼空荡无人夜晚的四周，关上了房门。苏九哥，我要杀了你！当青燕见到师尊主动关上了房门时，徐年表情变得如同吃了屎一样的难看。他大口大口的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差点两眼一黑，气昏在地。身形一闪，离开了整座玄机峰，出现在了相隔甚远的另一座山峰之上。体内真气暴动，无数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众生，像如同鬼神一般浮现在其身后。徐年双目赤红，一拳一拳不断的轰击在树木之上，像是疯了一般。苏九哥，苏九哥，我徐年必须要杀了你！孤男寡女，夜处一事，你说是要做什么？在这一刻，他所有的理念，什么活得够久就能熬死所有人，统统消失不见，满腔的杀意，恨不得现在就去杀了这苏家弟子。可自己与对方的实力，简直如萤火与皓日，望而生畏。不知发泄多久，整座山峰都被其打穿了一个窟窿。徐年手中出现了那本燃魂秘术，燃魂秘术光是修炼便要消耗不少的寿元。徐年脸色阴沉，眼神闪烁，最终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直接盘膝参悟修炼了起来。叮！天命主角徐年误会天命女主，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叮！天命主角修炼燃魂秘术第一层，亘古长青体寿元损失100年，气运值损失1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叮！天命主角修炼燃魂秘术第二层，亘古青体本元损失100年，气运值损失1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一连串获得反派值的声音响起。柳青燕的厢房内，苏九哥正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当听到系统的声音时，微微一愣。哦，他所在意的并不是那区区10点气运值，而是系统前面的那句话：亘古长青体本源的损失。苏九哥地眸闪烁，作为长生流天命主角，他最大的优势与底牌，那便是活得长。同境界之下，拥有亘古长青体的徐年寿元是同境界的数倍，而他却以为自己是永生之人，燃魂秘法的副作用对他来说根本不足为虑。虽然现在这几百年的消耗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燃魂秘法作为帝洛时代的邪术，能够带给人远超当前境界的力量的神通，他最为令人恐惧便是，当使用了过后便会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的徐年就像是尝到了甜头的赌徒，到最后哪怕是在庞大的资产都只会输得一无所有。苏九哥很期待，当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所谓的永生之人时的表情，那般模样一定是会很精彩吧。看向了一旁的已经熟睡了的柳青燕，苏九哥从床上缓缓起来，打开了房门，离开了此地，干脆利落，毫不留恋，就像是事后无情的渣男。第二天一早，演武场上，众多无极仙门的弟子们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听说了吗？昨夜弟子大人前去玄机峰了。那又怎么了？你傻呀？玄机峰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柳长老的住所之地。此言一出，弟子们面色大惊。据说啊，弟子大人还在柳长老闺房内住了1晚上才离开的。这怎么可能啊？那岂不是肯定那啥了？嘘，小声点，这话可不能乱说。想不到平日那般高贵冷艳的柳长老，竟然是这样的人。哎，这也不怪柳长老，毕竟像弟子那般，无论是实力还是身份都强大无比男子，恐怕没几个会拒绝吧。徐年脸色漆黑，他静静地站在人群中，不禁握紧了双拳。身旁有弟子上前询问道：“徐师兄，昨日是没休息好吗？为何脸色如此难看？”徐年冷冷地吐出了一个字：“滚！”那弟子面色古怪，不清楚为何一向温和的徐师兄会发如此大的火。观众席上，列前阳看了看一旁空荡荡的座椅，当听到下方弟子们的议论声时，皱了皱眉头说道：“弟子大人和柳长老呢？”本就与柳青燕不对付的六长老冷哼道：“哼，门下弟子都在传昨夜弟子夜会一事，弟子大人这才来第一天，想不到柳长老平日那般模样都是装出来啊。”列前阳一愣，说道：“那传言莫非是真的？”有长老开口道：“宗主，我门下弟子昨日可是亲眼所见。”列前阳眼神骤亮，俯首道：“好啊，这可是好事啊！”他有些激动，想不到弟子大人竟然看上柳长老了。若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无极仙门背后可真就有地族苏家这个擎天靠山了。不少长老也是抚须笑道：“是啊，柳青燕那丫头在我们这可是最年轻的，不过她也年岁不小了，若是能被弟子大人看中的话，也算是最好的归宿了。”哎，我就头疼了，我那宝贝孙女昨日回来后一直吵着要我给她介绍弟子大人，我这一把老骨头哪有这个本事啊？她若是知道这件事，估计得难受好一会。哼，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以弟子大人的身份，身边红颜那是肯定不会少的。长老们有说有笑，显然心情很是不错。而这时，演武场外，苏九哥骑乘着至尊神吼与柳青燕一同踏空而来。男的面容俊逸无双，一头黄金色长发披肩，神武不凡。再配合上座下神俊威严的异兽，璀璨夺目，可比肩天空中的那轮皓日。而女子冰肌玉骨，面色平静淡漠，气质冰冷，一袭水蓝色的长裙飘逸若仙。两人相貌不凡，气质脱俗，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经出现，便全场瞩目。快看，是弟子大人与柳长老来了！不知何人惊呼道。所有人闻言皆是望了过去。列前阳不由啧啧赞叹道：“这位弟子大人看上去倒是与我宗柳长老般配无比啊！承蒙弟子垂青，真乃我无极仙门的幸事。”有长老摇头失笑道：“宗主大人，这倒是我无极仙门高攀了。”列前阳哈哈哈，他声音洪亮辽阔，下方的弟子之中唯有徐年脸色难看，不过很快就释怀了，自己会让师尊知道到底谁才是良配。不过昨夜种种，
仍旧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疙瘩。徐年怨恨地看了眼上方耀眼无比的苏九哥一眼，在昨夜，他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君子报仇，10年不晚；而他徐年报仇，万年不晚。等到那尊大帝陨落，苏九哥垂老已矣之时，自己将会重拳出击。忍，现在自己能做的唯有隐忍，希望这燃魂秘术不要让我失望。徐年暗暗想到。苏九哥与柳青燕落下，列前阳起身大步上前相迎，豪爽无比的大笑道：“弟子大人，您来了。”弟子大人未到，我无极仙门的宗门大比可都不敢那么快开始呢。苏九哥淡笑一声，心情不错。昨夜徐年通宵修炼，自己获得反派值的系统声音更是不绝于耳。仅仅是1天时间下来，加上偶尔触发的3倍暴击奖励，自己所得到的反派值便足足有接近4000之多。苏九哥扫了徐年一眼，姓名徐年，身份天命主角，无极仙门亲传弟子，年龄6075，性格稳健、失控、多谋，境界归一境一重，体质亘古长青体，岁月悠悠，万载无疆，拥有悠长的寿元，寿元增幅是同境界之人的数倍。3000神体中排名第19。功法燃魂秘术，普罗玄功，众生相。宝物天机石诀阵，破碎；山海绘卷，破碎；化元葫芦，仙品阵旗。当前气运值8930。苏九哥地眸微眯，嘴角微微扬起。年龄增加了，看来徐年已经修炼好燃魂秘术了。他隐隐有些期待，在这宗门大比之上，徐年究竟会消耗多少寿元？系统能否查看到徐年的现在的寿元究竟还有多少？苏九哥暗暗道。叮，回宿主，是否消耗100反派值查看？消耗。叮，徐年现在所有的寿元展示在了苏九哥眼前。姓名徐年，寿元6075-19645，还有12000年的寿元，这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圣人境的总和了。看来还剩不少。苏九哥暗暗想到，不过他也并没有太过在意。燃魂秘术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神通之术。帝洛时代最为出名的原因，便是让一位拥有着近乎3万年寿元的准帝垂暮而亡，可谓是人人谈之色变。虽然徐年修为低了些，但这并不影响效果。在弟子到场过后，列前阳看着下方那一众弟子们，大声说道：“今日宗门大比正式开始！”好！下方的弟子们跃跃欲试，爆发出了一阵欢呼之声。此次宗门大比，因为有弟子大人那件至尊级防御法器与不少珍贵宝物做彩头的原因，弟子们的情绪前所未有的高涨。而在昨日，袁弘师兄与徐年师兄两人皆是消耗极大，一时半会恢复不过来，一下子少了2个极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可以说，在场的不少天骄都有希望夺得那大比第一之位。望着这一众朝气蓬勃的弟子，柳青燕主动添上茶水，淡笑着朝着苏九哥说道：“弟子大人，以为此次宗门大比会是谁拔得头筹？因为昨夜的论道仪式令2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弟子大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道蛮横，毫不讲理，所以柳青燕也没有太过的拘束。”列前阳与一众长老们竖起了耳朵，十分想看看弟子大人对宗门弟子们的评价。苏九哥小抿一口茶，淡淡的看了眼下方的徐年，笑着开口道：“徐年吧？”哦，不少长老有些诧异。若是没有昨日弟子那绝世无双历历在目的一幕，他们之中不少人都认为这宗门大比徐年应该是稳当不二。可如今徐年几件法器都损坏了不少，那结果可就说不定了。列前阳大笑一声说道：“我们拭目以待。”苏九哥有些慵懒的坐在椅子上，眼神闪烁。接下来自己只要静静的等着反派值到账就好了，让天命主角主动送上反派值，不得不说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演武场上，一众弟子们有条不紊的开始了比斗，对战之人是按照抽签决定的。袁弘正战意十足的望着徐年，握了握拳头。昨日他回去之后，师尊他老人家狠狠的训斥了一顿自己，头脑简单，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好在最后补救坦白，若非是弟子宽宏大量，自己说不定早就人间蒸发了。为了今日大比，师尊特地给了自己几件不错的法器。徐年，今日我袁弘便要一雪前耻。袁弘信心满满的想到。那名长老将手放在了签中，他缓缓的念起了对战双方的姓名。苏九哥身后的银老不动声色的释放出了一缕真气，以他半步至尊境的修为，全场当中根本无人能够发现。李朝父对战杨牧，当看到徐年的名字时，长老微微有些诧异。徐年对战陈天明，陈天明，不少人弟子暗暗心惊。这位可是无极仙门当中2长老的亲传弟子，实力可不弱，修为道宫境6重，属于有望争夺前3的一位。想不到一上来便是这么劲爆的对局。这才过去1天，徐年师兄此次宗门大比恐怕是有些悬了。有弟子道：“是啊，陈天明师兄可是2长老的弟子，所修炼的苍蓝玄功可不弱。可惜了，若不是得罪了弟子大人，这宗门第一的位置，以徐年师兄归一境的实力，应该能够稳稳拿下的。”观众席上的柳青燕也是微微一怔，他没有想到自己门下弟子徐年的运气会这么的不好。苏九哥故作诧异的问道：“柳长老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啊，这陈天明莫非是很强吗？让徐年抽到强敌，自然是自己吩咐银老做的，不然我们的天命主角一点危机感都没有，那怎么行？”柳青燕闻言白了他一眼，轻声说道：“与弟子大人您口中的强相比起来，无极仙门可没有弟子能称得上。”苏九哥淡笑一声，没有说话。两人的交谈在旁人看起来亲密无比。长老们见一向冷若冰山的柳长老，今日看上去竟然有一点小女儿家的感觉，这不禁让他们更加肯定了，这传闻可不是空穴来风。列前阳自然是巴不得见到这一幕，他不动神色的朝着周围的长老们使了个眼色，示意大家都坐远一些，
好让这位弟子大人与柳长老有更为方便的近距离接触。长老们也都是人精，纷纷出言会意。哎呀，这个位置视野不太好，我得靠近一些，看看我那乖头的战斗。老夫年龄有些大了，老眼昏花，二长老等等我。不一会儿，观众席上便特地留出了一片空地，独留两人在中间。苏九哥也没太过在意柳青燕如何不知这群长老们的想法，他脸色晕起一抹红润，朱唇张了张，想要说些什么，止住了，最后只能气得无奈地摇了摇头。这群为老不尊的家伙，自己与弟子之间是真的没有什么。再者说，弟子大人如此年轻俊洁，尊贵不凡，怎么会看得上自己？否则昨夜就……想到这，柳青燕美眸中的冰山逐渐化作了水，看向苏九哥的眼神一时间波光流转，如同一汪春水。叮！天命女主对宿主好感大增，天命主角徐年气运值2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苏九哥一愣，当听到系统的提示，就连一向淡漠的他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不是吧？这天命女主不对劲！演武台上，徐年注意到了台上这一幕，他脸色阴沉，握紧了双拳。这群该死的长老们就知道趋炎附势，无极仙门迟早都毁在你们手里，自己会用今天的宗门大比让师尊重新对自己刮目相看。徐年心中暗暗想到。此时，对面的一位模样英俊风度翩翩的青年拱手道：“徐师弟年少有为，天赋过人，本想在最终决战与徐师弟你交手，可是天不遂人愿。这次宗门大比第一，我陈天明势在必得，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徐年望了过去，当看到陈天明那英俊的面容时，不经意间似乎又想起了苏九哥那轻蔑俊美的脸庞，莫名对所有相貌英俊的男子升起了一丝抵触心理。他冷冷地开口道：“开始吧。”陈天明皱了皱眉头，见对方如此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运转起苍蓝玄功，率先发动了攻击。徐年师弟，小心了！徐年面色平静，若是在没有修炼燃魂秘术之前，自己实力受损，尚且有所顾忌，可如今局势可就大大不同了。至尊级的神通秘术，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强大！燃魂秘术，嗡！徐年即刻使用起了燃魂秘术。同一时间，叮！天命主角寿元损失100年，气运值损失1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点。叮！天命主角寿元损失200年，气运值损失2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点。燃魂秘术一经催动，便会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使用者寿元。系统的声音宛若天籁，一直不绝于耳。演武台上的徐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般，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势，蓦然间变得恐怖骇人。感受着体内力量不断喷涌而出的快感，寿元所转化成一缕缕神秘玄奥的气息，充斥着自己的整个气海。这是力量的感觉。徐年瞳孔骤亮，脸色变得狂热无比。他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归一进一重，自己竟然又重新回到了巅峰。气息还未停下，归一进2重、3重、4重，一直在接连不断的攀升。燃魂秘术不终止，实力的攀升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观众席上的长老们目光大震，这是怎么一回事？徐年难道没有受伤？如此充盈饱满的气息，这绝不是一个受伤之人所有的。真是想不到，与弟子大人一战过后，还能够这么快的恢复。徐年此子，真是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柳青燕也是诧异万分。昨天他虽然赐予了徐年一些疗伤丹药，但没有想到徐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苏九哥笑意更加浓烈了，对面的陈天明却傻眼了，他呆愣在了原地，眼中满是震惊之色。不是说徐年师弟因为挑战了弟子修为受损，真是实力10不存1的吗？这恐怖的气息是怎么一回事？仅仅是境界上单方面的压制，便让陈天明开始变得有些畏手畏脚。他咬了咬牙，眼神变得坚定无比，催动着苍蓝玄功，大喝而去。沧海啸如同江海一般磅礴真气狂浪地朝着徐年扑，像是要将其吞没。在拥有了燃魂秘术所提供的庞大力量后，徐年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并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这让徐年不禁生出一种错觉，哪怕面对的是那苏家弟子，自己也有一战之力。这是实力所带给他的自信。燃魂秘术果然是最为适合我永生之人的无上神通，像是积压在心中笼罩已久的阴霾全部驱散。徐年痛快不已地放声大笑，哈哈，来得好！普罗玄功运转，体内磅礴不息的真气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一座身躯肥胖、半躺着的古铜色大佛蓦然出现，那大佛眉眼和善，带着无尽的极乐与金色的佛芒。众生相、极乐相，极乐相庞大的古铜色身躯朝着陈天明坐落而下，两道神通的剧烈碰撞，轰隆隆，沧海啸被轻松碾碎。沧海啸被迫，极乐相重重地撞在了陈天明身上，他脸色一瞬间变得苍白无比，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砰！撞在演武台之下，生死不明，一招落败。徐年大喜过望，他从未如此轻松地使用出绝学神通众生相。燃魂秘术的加持下，这还远不是他现在所能够到达的极限。因为天赋的原因，自己不仅修炼速度缓慢，使用的神通所能够释放的威能也极其有限。之所以选择众生相，正是因为这门神通几乎对天赋毫无要求，头一次发挥出如此庞大的威能，这种快感无与伦比。徐年心情激动澎湃，眼中金芒射人，他有心立威，似要告诉众人，我徐年便是今日的主角。浩荡的气息笼罩着整个演武台上，紧接着两尊佛像同时升起，与极乐相并排。陆清相、空实相，在这金色佛光的普照之下，徐年屹立于演武台中央，万众瞩目。台下徐年使用的越欢，台上苏九哥便笑得越开心，人都快笑傻了。
常言道，人越是缺什么，得到后便会迫不及的想要炫耀。徐年天赋极差，修炼道路极其坎坷。为了隐瞒自己不是天骄的事实，在得到了燃魂秘术后，现在的徐年就像是迫不及待想要开屏展示自己的孔雀。明知道使用燃魂秘术会消耗寿元就算了，为了立威在击败对手后，甚至还使用出了更多的力量装逼。仅仅是这一场战斗下来，自己所得到的反派值便有1000之多，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增加。苏九哥看着下方那一幕，正好撞见了徐年挑衅般的眼神，心情大好的他浑然不在意对方的眼神，而是暗暗想到：燃魂秘术，我愿称之为徐年快乐术，尽情的使用这份力量吧。站得越高，到最后摔下，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表情才是最为精彩的。身后的尹老有些怜悯的看了眼演武场上的可怜虫，殊不知得到不属于自己的力量，终将会被其所吞噬。烈前阳浑身颤抖，他激动不已的开口道：果然还得是弟子大人的眼光好。好啊，徐年这小子没让本宗主失望。好小子！如此碾压的一幕，这是所有长老们都没有预料到的。演武台下的长老硬是愣神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获胜者徐年。弟子中爆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我没看错吧？徐年师兄怎么感觉变得比昨日更强了？这气息，这威能，实在是太过恐怖了，竟然连陈天明师兄都不是对手。徐年师兄果然不愧为我宗第一天骄啊！昨天才败于弟子，知耻而后勇，今日一看，明显是修为更上一层了。这般道心之坚定，我等自愧不如。听着耳旁传来的一众赞赏声，就连师尊看向自己的目光都是有些惊喜满意。徐年的虚荣心不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一次，他并没有用任何不光彩的手段，而是正正当当靠着自己的实力碾压了对手。徐年痛快至极的大笑一声，享受着万人仰望的目光。在这一刻，他恍惚间体会到了苏九哥的感觉，这些都是燃魂秘术所带给他的不曾有过的感觉。当燃魂秘术的力量逐渐褪去，众声响也随之消散。徐年强压下心中的激动，面色故作平静地看着台下昏迷不醒的陈天明，虚伪至极地开口说道：并非是师兄太弱，而是师弟太强。陈师兄，承让了。话音刚落，徐年突然浑身一震，如遭雷击，他脸色变得惨白，双腿竟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双眼有些模糊，站在演武台上，整个人看上去摇摇晃晃的，像是消耗过度所带来的不适，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乌黑茂密的发丝中不知何时多了几根白发。徐年心中一凝，搀扶着身子喃喃道：我这是怎么了？在过量使用燃魂秘术后，仅仅是一场战斗下来，徐年所燃烧的寿元便有2000年之多，其中大半的力量都用于无用功。饶是苏九哥也不由暗暗赞叹一声狠人。修炼燃魂秘术之人，皆是将这门神通当作最后的保命底牌，不到最后危及生命的那一刻，是绝对不会动用这诡异无比的神通之术，哪怕是使用者也不敢催动太久。可徐年倒好，为了装逼，竟然一上来就将效果给拉满。虽然这点寿元对他来说无关痛痒，但生命力的突然流逝，一时半会还是会让人有所不适。这才发生了眼前一幕。演武台上的徐年缓缓调息了一下身体，燃魂秘术结束后，力量的流失让他从那种掌控一切、拥有力量的状态中缓过了神来。这种空荡荡的感觉，一时间恍如昨日。徐年皱了皱眉头，眼神闪烁的喃喃道：这便是燃魂秘术的后遗症吗？刚刚那一瞬间，自己身体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一般，不过他也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最不缺的就是寿元。徐年眼中难掩窃喜，暗暗想到：我仅仅是使用了燃魂秘术的一小部分，便能够如此强大，那若是全力催动，所能够爆发出的威能将是不可想象的。徐年只恨自己为何没有早一点遇见这门强大的神通，简直就像是量身为自己所打造的一般。袁弘有些心悸地看着刚刚那一幕，目光骇然。徐年这家伙竟然还能有如此实力。台上的6长老注意到了事情有些不对，嘴唇动了动，朝着下方的弟子袁弘传音说了些什么。袁弘顿时底气晋升，感激地看了师尊一眼。在接下来的宗门大比中，徐年俨然已经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与他所决战的对手皆是和先前陈天明一样，一招落败，这让一众长老与弟子们从最初的震惊，最后转变成麻木。徐年师兄，这是射春药吗？今日为何如此生猛强悍？我的老天，以徐年的师兄的实力，我觉得面对斩元镜都有一战之力，昨日竟然还是一招败给了弟子大人。你们说弟子大人那岂不是更恐怖吗？是啊，要知道弟子大人这还是自压了一个大劲的对决啊。徐年如此卖力的示威，这般显著的对比之下，弟子们不仅没有太多感觉，反倒是看向苏九哥的目光多了一层敬畏。叮！天命主角徐年寿元损失2000年，气运值损失2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姓名徐年，当前寿元9860-19645，徐年所剩的寿元不足1万了，将拼命用的神通当普通神通使用，也无怪乎其寿元会消耗的这么快。苏九哥悠然地品了一口茶，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到现在，徐年都在按照自己所设计的路线一步步地行动着。在苏九哥的安排之下，演武台上的徐年在击败了又一个强敌之后，强撑着自己的身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徐年脸色有些难看，尽量让自己显得游刃有余的模样。饶是脾气再好的他，此刻也是忍不住低声骂道：该死的，这抽签是怎么一回事啊？明明只是百名之争，怎么每一场都像是最终决斗？今日自己的运气简直是差到姥姥家了。从第一场比试的陈天明，再到之后2场，所面对的皆是无极仙门数一数二的天骄，这种感觉就好像全世界都在针对自己一般。3场比试下来，虽然从外人眼中看上去轻松无比，但为了保持自己辉煌的战绩，
徐年从始至终燃魂秘术就没有断过。若非靠着燃魂秘术的支撑，哪怕是实力完美恢复的他，这几场下来恐怕也早都败了。此刻的徐年，无论是状态还是精力，都隐隐呈现出颓唐之色。他忽然感觉这本燃魂秘术恐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但那种得到过强大力量的体验与快感，让徐年有些沉迷于此，不肯轻易放手。徐年看向了不远处同样结束战斗，目光火热灼灼的袁弘，喃喃道：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场战斗，这燃魂秘术虽然不凡，但终究不宜多用，对付袁弘已经足够了。上方的苏九哥面色平静，一旁的柳青燕美眸中满是错愕与震惊，因为徐年的真实实力，身为师尊的他大概心里有数。而这几轮来，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怎么，徐年所面对的对手越来越强大。那些本应在宗门大比排名前10的仙门内的天骄，几乎大半都被他碰上了。看来这宗门大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徐年此子获得第一了。有长老喃喃道：是啊，徐年入门仅仅15年，便能有今日这个修为，恐怕放眼整个仙门之中，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天骄了。六长老冷声说道：哼，此子的修为增长实在是太过诡异，这几场比试下来，诸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平日弟子们尚且有所争斗，以徐年的修为，这3场比试下来，皆是一招败敌，而且丝毫不见其实力有所空虚衰弱，这哪是归义境所能发挥出的力量？此言一出，长老们皆是议论纷纷，开始有些怀疑了起来。是啊，六长老所言听起来并无道理，更别说徐年这娃娃昨日还惨败于弟子手下，如此恢复和进步速度，实在是闻所未闻。可恶并未在此子身上感受到其他的气息，他所使用的也皆是我无极仙门的宗门神通啊！今日乃是宗门大比，我看六长老可千万不要将个人的恩怨所带入进来。六长老脸色有些阴沉，闭目不语。他是绝对不会相信，以徐年的实力，能够这么轻松击败宗门内的其他天骄的。3场皆是一招制胜，实在是太过古怪了。苏九哥有些诧异的看了六长老一眼，又是这个长老。之前袁弘一事也是这位长老率先开的口，不管是对方有意还是无心之举，但看上去此人与徐年好像是有着不小的纠葛。或许在收网之时，这六长老应该能够提供不小的帮助。这时，身后的尹老悠悠的出现，他在观战过程中消失了一会，无声无息，没有人知道他去做了什么。只见尹老俯身在苏九哥的耳旁不知说了什么。苏九哥微微颔首，地眸一亮，想不到尹老竟然这么快就将一切都给调查清楚了，做得不错。苏九哥赞赏了一句。尹老一脸认真的说道：能为弟子大人效力，是我影子一脉的荣幸。人已经带来了，弟子大人可需要让他过来？苏九哥他看向下方的徐年，脸色戏谑了起来，抬手说道：先不必了，让他在外面等着，很快就有用得到他的地方了。尹老点头，明白。苏九哥眸光摄人心魄，徐年啊徐年，本以为还能够多让我玩一会，活了5000年，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想不到这么快就能够收网了。柳青燕在旁注意到了苏九哥的笑容，不禁问道：弟子为何如此开心？苏九哥有些玩味的说道：柳长老可想看一出好戏？柳青燕美眸闪过一丝疑惑，不解的说道：好戏？苏九哥耸耸肩，手指轻轻的敲打着桌面，有些神秘的说道：想知道吗？本弟子做了这么久，肩膀倒是有些酸了。苏九哥似笑非笑的看着柳青燕。柳青燕闻言一怔，绝美的容颜上浮现出一抹红晕。这么多年以来，还从未有人敢如此跟自己这么轻佻不恭的说话。她红润诱人的朱唇轻启，缓缓开口道：这是弟子大人的命令吗？苏九哥淡笑，不在意的说道：本弟子从不强人所难，但若是能够得到柳长老这般美人伺候，倒也不枉是一件快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柳青燕犹豫了一会，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真的走了过来，面颊绯红，声如细纹，轻声道：你是弟子无极仙门的客人，这可不是我的意愿。短暂的休息过后，演武场上的长老缓缓开口道：此次无极仙门宗门大比最后一场战斗，徐年对战袁弘。此言一出，弟子们皆是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演武台上，袁弘看着对面气息已然有些萎靡的徐年，愣了愣，是自己的错觉吗？作为最为熟悉徐年的人之一，袁弘不知怎么的，竟然感觉徐年的模样好像发生了一点变化。袁弘没有多想，而是一脸凶狠地瞪着徐年，大声说道：徐年，想不到到最后依旧是我们2个的对决。昨日你算计我一事，今日我袁弘要让你知道后果。不断使用燃魂秘术，徐年眼神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起来。现在他只想尽快地结束这场战斗，夺取宗门大比第1的奖励。徐年，废话少说，开始吧。袁弘冷哼一声，身上的气势高涨。他运气不错，因为强敌都跑到徐年那边去的原因，自己所面对的皆是实力不强的弟子，所以体力保存了不少。一抹白色的光芒闪过，在其手中，一柄黝黑发亮的、看上去压迫感十足的黑色巨锤出现。从那巨锤之上传来一股股厚重磅礴的气息。台上有长老见此一幕，显得诧异万分，皆是看向了六长老。圣阶法器震天锤，老六，你竟然将自己的这件法器赠给了袁弘？六长老不在意的淡淡说道：袁弘乃是我关门亲传弟子，我送他法器有何不可？这件法器的出现令徐年一时间有了压迫感，瞳孔一缩，有些难以置信，喃喃道：看来为了对付我，你可是下了血本啊。袁弘言及此，徐年眼神光芒骤亮，万千众生相浮现于其身后，携带着浩荡的威能，席卷全场，朝着袁弘铺天盖地的涌去，势必要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此次战斗。袁弘大喝一声：来得好！他身材高大壮硕，毫不费力地挥动着震天锤，朝着那众生向重重砸去。轰！
巨大的气流从中心卷起，仅一个呼吸之间便将那万千众生相所击碎。几个回合交战下来，袁弘竟然与之前决战轻松至极，游刃有余的徐年斗得有来有回，场面一时间有些僵持不下。徐年迟迟没有动用燃魂秘术的力量，这让观众席上享受着柳青叶按摩的苏九哥有些意外。哦，这家伙莫非是察觉到了什么？长老们也是敏锐地发现了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徐年的步伐飘忽不定，步伐迟钝，与刚才那3场战斗简直是判若两人啊！不对劲，以袁弘的实力，配上震天锤，最多也只能击败陈天明。可之前徐年与陈天明的交战，仅仅只是用了一招，真气有些晕乱，就好像是受了伤一样。长老们紧锁着眉头，以他们眼界，哪里见过燃魂秘术这般帝落时代的上古神通？列乾阳紧皱着眉头，徐年身上的古怪让他心中隐隐涌出了什么不好的预感。徐年不会是使用了什么歪门邪道吧？这天赋超群的弟子，他可不希望对方为了赢得比斗不择手段，误入歧途。一众弟子们也是议论纷纷，迟迟拿不下这场比试的胜利，甚至一直处于下风，这让演武台上的徐年不禁焦躁了起来。袁弘气息狂浪，不断挥动着手中的震天锤，犹如万斤压顶一般，砰砰地砸在徐年的真气屏障之上。徐年不断避让，显然不敢与自己争锋。袁弘嚣张无比地狂笑了起来，哈哈哈！徐年，我真是高看你了，缩头乌龟，难道你的手段也仅限于此了吗？给我砸！轰！又是一记宛若崩山裂地的神通之术。这一刻，从屏障外传来的剧烈震荡，甚至让徐年口中溢出了一丝鲜血。他眼神凶狠，再也忍受不了袁弘的不断出言嘲讽，瞳中似燃烧起了熊熊烈焰。燃魂秘术，嗡！磅礴的力量不知从何处灌入体内，像是被激怒了一般。这一次，他将燃魂秘术所释放到自己的极限，浩瀚无穷的力量让徐年直接满血复活，身上的气势汹涌澎湃，宛若化身成为了一尊恐怖的魔神。叮！天命主角徐年寿元损失500年，气运值损失50。叮！天命主角徐年寿元损失1000年，气运值损失100。叮！天命主角徐年寿元损失2000年，气运值损失200。苏九哥眼神微眯，笑而不语。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可不是那么好掌握的。他屈指一弹，一道细不可察的真气将袁弘牢牢锁定在了原地，在徐年的这道恐怖力量上推波助澜，帮上了一把。呵，徐年就宛若疯了一般，从他身上所爆发出的巨浪，直接生生的将震天锤给从袁弘手中震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袁弘猛地一惊，双拳交替抵于胸前，一道充斥着佛纹、遮天般大小的古铜色的巨掌从上往下朝着袁弘拍来。燃魂秘术之下，徐年甚至已经掌控不了体内庞大的力量，其中所迸发出的威能，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归一境所能发挥出的极限，恐怖至极，不可敌。袁弘大惊失色，瞳孔满是惊惧之意。这家伙想杀我！观众席上的六长老见此一幕，目眦欲裂，他怒喝道：“徐年，给我住手！击杀同门，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不好，已经来不及了！”长老们皆是坐不住了，蓦然起身。柳青燕面色动容，她一时间竟顾不得手中事，美眸大惊道：“徐年，快停下！”场中唯有苏九哥一人安然自得。台上的袁弘面对着迎面而来的古铜色巨大手掌，满面恐惧，嘴唇微动的喃喃道：“我认输，我认输。”可燃魂秘术远超本身境界的力量，又岂是那么好掌握的？那古铜色巨手犹如一座大气磅礴的黄山，携带着摧枯拉朽，能够镇压一切的力量，隆隆坠落。轰！袁弘身前的真气屏障瞬息破碎，肉身被这股力量给撕裂，连带着整座演武台一同粉碎于这古铜色巨手之下。伴随着巨大的晨雾，袁弘躺在那处深坑之中，浑身上下遍体鳞伤，满身是血，生机全无。一个活生生的弟子就这么死了。徐年在台上颤颤巍巍，在大量消耗了寿元过后，他的脸庞变得憔悴无比，发丝上也多了一缕缕清晰可见的白发。当见此一幕，他愣住了，震惊于燃魂秘术的威能，徐年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这是我做的，我竟然杀了袁弘！场面静若无声，所有弟子们面色骇然。徐年师兄将袁弘师兄给击杀了，不仅是他们，就连赶来的长老们也都僵在了原地，不敢相信。叮！天命主角徐年当众击杀同门师兄，威望尽失，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苏九哥地眸闪烁，他从座位上缓缓而下，感受了一下袁弘生机全无的气息，故作同情的开口道：“这力量，想不到柳长老的弟子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就连本弟子都被他瞒过去了。”苏九哥若有所指，轻描淡写之间便让所有长老们恍然大悟。这番话无疑是一记重磅。六长老听闻，双目顿时间变得血红无比，看着自己最为得意弟子的尸体，浑身气息如渊，携带着恐怖的神通，朝着徐年杀去。好深的心机，为了这宗门大比，昨日与弟子一战，竟然不惜藏拙。徐年，我要你为皇儿偿命！徐年一下子慌了，他满脸无辜，看着一众眼神怪异的长老们，朝后退了几步，赶忙解释道：“不是我没有。”列乾阳，六长老，住手！他虎目大睁，一把拉住了已经丧失理智的六长老。六长老一身恐怖的修为暴动，痛恨不已地说道：“宗主大人，您莫非是要包庇此子？他可是杀了袁弘的罪魁祸首啊！”列乾阳怒声道：“够了，这件事我自然会处理。弟子大人还在这，你难道是想让弟子大人看我无极仙门的笑话吗？”说到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台上一脸错愕的徐年，转身看向苏九哥说道：“弟子大人，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苏九哥不在意的摆摆手，淡淡的说道：“无妨，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列宗主，还是你来处理吧。”列乾阳感激的点点头。徐年望着台下一众长老们，不断喃喃道：“听我解释。”六长老，徐年，击杀同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该死！徐年看向了自己素来敬爱的师尊。师尊，我不是故意的。可此时柳青燕那绝美的容颜上满是失望与疏远，自己这个弟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了这般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不相信这是徐年的无意之举。柳青燕声音冷漠，不带一丝的感情的开口说道：“徐年，我本以为你是一个性情温和、待人和善的弟子，可却没想到你为了取得这次宗门大比的胜利，竟然不惜击杀同门师兄。”说到这，柳青燕美眸透露出一丝挣扎，脸庞满是陌生冷漠，再无半点情分，最终开口道：“从今天起，你我的师徒缘分到此为止了。”轰！柳青燕的话如同一道雷击，让徐年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苏九哥眉头一挑，想不到这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在宗门大义面前竟然这么的明事理。叮！天命女主柳青燕对天命主角彻底失望，关系决裂。天命主角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姓名徐年，身份天命主角，年龄13940，性格稳健、失控、多谋，境界归一境一重，体质亘古长青体，岁月悠悠，万载无疆，拥有悠长的寿元，寿元增幅是同境界之人的数倍。3000神体中排名第19。功法燃魂秘术，普罗玄功，众生相。宝物天机十绝阵，破碎山海绘卷，破碎化元葫芦，仙品阵旗。当前气运值5200，寿元13940、19645。苏九哥打量了一眼徐年如今的面板，不仅失去了无极仙门亲传弟子的身份，他那12000的气运值也是不足一半，寿元更是只剩5000多年，可谓是损失惨重。但这对苏九哥来说还远远不够。苏九哥地眸闪烁，朝着身后的尹老舍的眼色，淡淡的说道：“差不多可以让那个女子进来了。”尹老会意，消失在了原地。徐年此时哀心莫大于死，他没想到这么多年以来，自己最为尊崇敬爱的师尊竟然会说出这绝情的话，一时间面如死灰，双膝跪地。任他万般解释，在事实面前都显得是那么的无力。列乾阳冷冷的开口道：“徐年，宗门大比本就是我无极仙门10年一次的良好竞争，你虽然天赋超群，但千不该万不该的便是杀了袁弘，击杀同门者，废去修为，永久逐出无极仙门，你可知罪？”徐年眼神呆滞的说道：“弟子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这句话你可敢对着红儿去说？六长老眼神责然而视，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列乾阳没有说话，在他心里也是纠结万分，一边是宗门六长老，一边又是门内最为出色的天骄。自入门以来，徐年的天赋大家有目共睹。平心而论，一个已经死去的天骄和一个还活着且更为优秀的天骄，显然是后者对宗门的帮助更大。就在他犹豫之时，一旁的苏九哥淡淡开口道：“列宗主，我等修炼之人，比斗中总有发生意外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换句话来说，徐年能够在这么多长老无法阻止之下失手杀了对面，这不更是说明此子的优秀吗？”众人一愣：“我没听错吧？弟子大人竟然会帮徐年说话？明明就在昨天，徐年还得罪了弟子大人，弟子大人的胸襟还真是宽广啊！”饶是徐年本人也是失神了片刻，怔怔地看着台下一脸笑盈盈的苏九哥。师尊都不帮自己，反倒是一直以来敌视之人替自己说话。不得不说，苏九哥开口分量还是极其重的。列乾阳，弟子大人，这……长老们眼神闪烁，不断揣摩着弟子的心思，纷纷开口道：“宗主，弟子大人所言有理。徐年这孩子的性格，我等一直了解，并非是那种会对同门痛下杀手之人啊。此次比斗，说不定真是一时失手。是啊，他怎么会明知触犯门规，还这么做呢？”六长老怒目圆睁，但慑于弟子大人的威慑力，敢怒不敢言。场面一时间竟然升起了一丝转机。看着一众长老出言，列乾阳也有了台阶下。他刚准备开口，从演武场的不远处，一道女声便响起：“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骄。宗主，长老们，徐年此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虚伪至极的阴险小人。”此言一出，所有长老都纷纷望去。柳青燕美眸大惊，这声音是玄儿，早些年因为突破失败身陨的大弟子。台上徐年表情更是跟见了鬼一样，呼吸一滞，瞳孔惊惧万分。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从那里逃出来？完了！只见远处一位面容清丽、衣上有些褴褛破旧的年轻女子大步而来。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结束了。徐年，这不是柳长老的大弟子于玄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他不是早就已经陨落了吗？于师姐，这怎么可能？不少弟子们见状纷纷一惊。柳青燕惊喜万分的捂着嘴：“玄儿，你还活着？”于玄上前朝着一众长老们拱拱手：“宗主，长老，师尊。”于玄眼眸有些含泪的哽咽道。望着台上一脸错愕的徐年，列乾阳明显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开口道：“于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明明记得柳青燕这个大弟子已经陨落了数十年了。于玄有些仇恨地看了徐年一眼，徐年眼神避让，根本就不敢去看他的目光。于玄深吸了一口气，他缓缓开口，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心惊不已的天大秘密。当年我曾亲眼看到徐年在半夜偷偷对天资柱做了一些手脚。第二日在天赋测试之时，天资柱上显示他的年龄为17，可我清楚的看到他的真实年龄分明是5000多岁，根本就不是什么天赋超群的天骄。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想要偷偷禀报师尊之时，徐年他将我打晕，一直关押在玄机峰一处隐秘无人的地牢之中。若非是弟子大人察觉相救，到现在我可能都没有办法从中逃脱。随后于玄还补充道：长老们若是不信，可再拿天资柱来测试一番。这话简直无异于是一枚深水炸弹，满座哗然。你说什么？列前阳瞳孔大睁，目光摄人心魄。这般年龄，甚至都比场内的几个长老都要大上不少了。柳青燕美眸一震，她是真没想到自己这个弟子又给了自己一个天大的惊喜。弟子，原来是弟子救了你。他看向苏九哥的眼神中顿时充满了浓浓的感激之情。长老们也看了过来，苏九哥淡笑，也没有否认，摆手说道：本弟子也不过是顺手之为，想不到事实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于玄摇了摇头，美眸闪烁，感激不已地朝着苏九哥一拜，开口道：弟子大人的救命之恩，于玄没齿难忘。徐年，这是真的吗？有长老面色骇然地质问道。徐年正死死地瞪着苏九哥，犹如猛兽，面容扭曲，眼中满是滔天无穷的杀意，声嘶力竭地嘶吼道：又是你，又是你，又是你！苏九哥，我徐年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为何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坏我的好事？他的模样已然回答了众人。哦，苏九哥听闻，地眸微眯，不紧不慢地缓缓开口道：你认为本弟子是在针对你？余若间一股无上的威压犹如千钧，将徐年给重重压倒在了地面。轰隆隆，仅仅只是一个眼神，便令其动弹不得，浑身是血。不压制境界下，这股恐怖力量，甚至连神王境都心悸无比。苏九哥目光戏谑，满是不屑地说道：本弟子做事随心所欲，又岂会在意一只蚂蚁的感受？若非是看在青燕的面子上，刚刚那句话你开口之时就已经是个死人了。苏九哥眼神中充满了嘲弄与耐人寻味，犹如一尊太阳高高在上的俯瞰着他，黄金长发披肩，俊美的脸庞蔑视至极，与地上狼狈不堪、样貌不惊的徐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萤火怎能与皓日争辉？在苏九哥的光芒之下，似乎一切黑暗都无所遁形。柳青燕美眸触动，心跳加速，同样的，对这个弟子也是失望透顶，开口道：弟子大人，我已经与此人毫无关系了。徐年浑身颤抖，这股压倒性的力量面前根本无法反抗，心中懊悔不已。他奋力地抬起了头，面色狰狞地盯着苏九哥，还有于玄。早知道自己就不该心怀怜悯，杀了此女。这霸气至极的一幕，令人长老们猛地想起来，眼前这位可是天地间地位至高无上的地族弟子。六长老见状大喜过望，红儿报仇有望，立马大声道：好啊，徐年，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对劲，统领中可从未有过心性如此老成之人，想不到你竟然隐瞒了自己的年龄，连我们一整个无极仙门的长老都被你给瞒过去了。如此心术不正之辈，恐怕刚刚也是动用了什么邪术。宗主，列前阳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脸色阴沉无比。身为一宗之主，可笑自己还一直以为无极仙门是捡到了个宝。他声音冰冷至极，忽然冷笑了起来：哈哈，好啊，好你个徐年，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连本宗主都被你给骗了。列前阳瞳孔如虎视，怒喝道：说，你来我无极仙门究竟有何目的？弟子们也是人群激愤，我就说为何徐年师兄境界忽高忽低，原来他竟然活了这么久。什么师兄？此人分明是偷鸡摸狗之辈，他来我无极仙门这么多年，不知道消耗了多少原本属于我等的修炼资源。宗主，杀了他！对，杀了他，替袁弘师兄报仇！群起而攻之，无数道仇视的目光交汇聚集。面对这数千人的愤怒，徐年百口莫辩，想自己活了5000载，瞒天过海，玩弄整个无极仙门于股掌之间，从未想到过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他通体发凉，一时间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口中吐出一股精血，气息变得更为萎靡。可定，天命主角徐年遭到整个无极仙门仇视，道心破损，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检测到徐年还有隐藏机缘，万物顶气，未曾触发，建议宿主保留。苏九哥一愣，有些无奈道：小统，下次天命主角还有机缘实际的提醒一声，就算是我不想杀，现在也很难收场啊。苏九哥笑着看向一众义愤填膺、恨意滔天的长老与弟子们，任谁被当的傻子欺骗了这么多年，在知道真相后都不会好受。列前阳目光悠悠，冰冷刺骨。徐年一事让自己的威望严重受损，若是传了出去，被其他仙门之人知晓，必然会嘲笑无极仙门的愚蠢。列前阳开口了：徐年，焚尽肉身，玻璃神魂，永生永世放于万古灯上灼烧，用来警示我无极仙门往后所有宗主以及长老。到最后，列前阳近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以儆效尤。什么？焚烧神魂？当听到这个结果后，徐年面色惊骇，眼神阴晴不定。自己身为永生之人，就算是如今一时失利，但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给我时间，到最后什么苏家弟子、古族大帝都将拜伏在我的脚下，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冷静，我要冷静。徐年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脑海飞速旋转，似想到了什么，双眼一亮。燃魂秘术，那种体验过掌控一切、燃烧寿元的神通，是能让自己脱离险境的唯一办法。此刻他再也不顾什么后患，目光涌动着熊熊仇恨的火焰，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呵呵呵。对面的列前阳皱了皱眉头，冷声道：徐年，你笑什么？苏九哥眼神微眯，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被我徐年玩弄于股掌之间数十年，你们难道就觉得吃定我了吗？
徐年面露疯狂，浑身的气息发了疯似的暴涨了起来。他瞳孔闪过一丝阴邪，看向苏九哥：“苏家弟子，你无非就是仗着自己的身份，终有一天我会让你和你身后的整个苏家都恐惧在我徐年的名字之下。”苏九哥面色平静，但笑着开口说道：“先活下来再说吧。”徐年冷笑，眼中眸光大战，大喝一声：“那你就看看我徐年真正的实力！”燃魂秘术。苏九哥笑了，笑得格外的开心。你最仰仗的神通，殊不知还是本弟子赏你的。叮！天命主角徐年寿元损耗5000年，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轰！无数狂乱的气流暴起，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从他身上由内而外的散发而出。徐年不顾一切，开始燃烧起了自己无尽的寿元。他整个人仿佛化身成了一尊魔神，这股磅礴的力量甚至令在场的众多长老们为之心悸。徐年，你要做什么？有长老怒气暴喝道。六长老满脸仇恨，冷声说道：“又是这种感觉，此子果然是修炼了什么邪术！”拦住他！列前阳动了，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蓦然出现于徐年身前。当看到徐年那摄人心魄的疯狂的瞳孔时，他愣了愣，这是徐年。此时的徐年面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布满皱纹，满头白头。众长老们大惊失色，这就是他本来的面目吗？于玄说的果然没错，此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骄，而是活了5000多年的老怪物。徐年仿若未闻，此刻的他几乎陷入力量的漩涡当中。燃魂秘术所带来的力量，犹如一个能够蛊惑人心、令人沉迷的恶魔在耳旁低语。面对列前阳的一道滔天神通拍来，无数众生像消弭抵挡着这股力量，他仅仅退后了几步。徐年肆无忌惮地狂笑道：“哈哈，力量，这是力量感觉。”又是无数面容狰狞的众生相浮现，满头白发飞扬。徐年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上所发生的变化，只见他身形一动，整个人冲天起，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苍穹而去。不好，快拦住他！他想要逃跑！有长老惊呼。在燃魂秘术的加持下，徐年的速度极快，准备逃离这个岛屿。场地内的一众长老们与列前阳一同追了出去，只留苏九哥与柳青叶二人在原地。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想不到徐年竟然能在一众长老的眼皮子底下逃走，看来这燃魂秘术他用的倒是挺顺手的呀。柳青叶满脸都是失望之色。苏九哥淡笑一声，开口道：“也差不多是时候了。”他一跃登上了至尊神吼，离开了此地。弟子柳青叶美眸一惊，赶忙跟了上去。可圣境至尊神吼的速度，又岂是他神王境能够追上的？虚空之中，徐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时不时地回头向着身后看去。一众无极仙门的长老穷追不舍。该死的！徐年脸色一狠，一时间加大燃魂秘术的力度，更加疯狂地燃烧起了寿元。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体内的生命力急剧的流逝，饶是拥有亘古长青体的他，也感受到了强烈的不适。在摔掉身后追逐之人后，终于，咔，像是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本就已经精疲力竭，不断依靠着燃魂秘术透支的徐年，体内磅礴的寿元犹如破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一般，疯狂的流失。他年轻的身躯变得破败不堪，之前汹涌澎湃的血气犹如垂木干涸的溪流，不复存在，整个人失去了平衡，坠落在一处死星之上。轰！徐年愣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枯瘦的手臂，脸色大变，无穷的恐惧填满了他的脑海。徐年惊恐不已地喃喃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身体怎么了？我不是永生之人吗？生命力还在流逝，连带着身上那磅礴无穷的力量。”徐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恐惧至极的大吼道：“停下来，给我停下来啊！噬魂真人！”啪啪啪，身后传来一阵鼓掌的声音。徐年瞳孔一缩，猛地转过身。吼！苏九哥不知何时出现于身后，坐在至尊神吼庞大威武的身躯之上，像是虚空中的太阳一般耀眼。苏九哥面色玩味至极，笑着说道：“徐年，我给你的这份力量好用吗？”此言一出，徐年顿时呼吸一滞，浑身发寒。什么意思？心思细腻的他突然反应过来，是你，原来是你！徐年瞪大了瞳孔，声嘶力竭地质问道：“这一切果然都是你做的？除了我，还有谁？”苏九哥笑盈盈地回答道。他上下打量了眼神才佝偻、苍老无比的徐年，姓名徐年，寿元18737-19645。眼下徐年的寿元已经不足1000年，到了濒死的边缘。苏九哥脸色淡然，不紧不慢地说道：“燃魂秘术这门功法还真是神奇，它能够遏制住修士燃烧一切的力量，但这股力量会令人感到能够掌控，沉迷于此。徐年，不只是你，帝洛时代很多比你出色10000倍的天骄也陨落在这门邪术之下。不可能！”徐年双目赤红，咆哮道：“我乃永生之人，我是永生不灭的，我怎么可能会因为寿元不足而陨落？”苏九失笑，地眸低垂，轻声道：“无知所以无畏吗？哪怕强如大地，也终有将尽之时。你之所以比常人活得更久，那都是因为亘古长青体的缘故，不然使用燃魂秘术的你，为何会变成这个模样？”你说什么？在知道了真相过后，徐年面色惊骇万分，看向一脸嘲弄的苏九哥，再看看自己如今气血衰败的身躯。这一刻，他5000年以来的所信奉不疑的观念破碎，浑身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砰！双膝一跪，匍匐在地，心脏疯狂地跳动。噗！徐年喷出一股精血，气息变得更为萎靡，猛地抬起头，双目血红，像是到了绝境的猛兽，怨毒痛恨，
满脸都是绝望与匪夷所思之色。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苏九哥，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回答我！他的喉咙都沙哑了，垂老的身躯上气不接下气，光是说出这句话，便用尽了浑身气力。苏九哥盯着徐年那精彩至极的表情，地眸当中的笑意更加浓烈了，十分满意他现在的表现。苏九哥缓缓上前，一边轻声说道：“真想让你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有趣了。如果亘古长青的体就是你底牌的话，那么他现在是我的了。”苏九哥蹲下身，一脸笑容的开口说道，仿佛面对的像是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可在徐年眼中，这个笑容宛若魔鬼一般，恐惧至极。苏九哥右手一抓，一股浓浓的吸力从其手中盘旋而出。置换之术，徐年的整个身子都被其拉了起来，他目光惊恐，满是恐惧的疯狂挣扎道：“放过我，苏九哥，我已经认输了，我已经失去了全部，求你了，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报仇，我甚至还可以替你做很多事，你还要做什么？”哪怕是天命主角，在这恐怖的力量与威压之下，也不由丧失理智，丑态毕露。失去了亘古长青体，他徐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自认为是永生之人，看透沧海桑田，熬死无数仇人的他一路走来，实在是太过顺利了。当面对无论是心智还是实力都全方面碾压自己的苏家弟子，就连最大的底牌都被剥夺。苏九哥笑着说道：“在本弟子这可从来没有认输这个选项。”身体内仅剩不多的气血被蒸发，像是失去了什么最为重要的东西一般。从其腹部一道青色的光团被苏九哥生生给抽离了出来。不要啊！徐年恐惧至极的大喊道。嗡！苏九哥松手了，徐年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骨头，浑身瘫软在地，一动不动，生气全无，就像是死了一般。叮！天命主角徐年失去亘古长青体本源，沦为凡体，气运值损失2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0。苏九哥起身，似笑非笑地看了地上的徐年尸体一眼，再看看手中的那枚青色的亘古长青体本源，因为被徐年透支过甚，这团本源体质气息微弱无比，但依旧透露着浓浓的生机。苏九哥有些遗憾地喃喃道：“可惜已经被损耗了这么多，不过已经足够了。”苏九哥不忘将徐年的储物戒摘下，毕竟天命主角的这些东西可都是反派值啊，蚊子再小也是肉。看着地上徐年的那具尸体，苏九哥眸光一闪，系统标记，叮，消耗反派值300，标记成功。随后不紧不慢地乘坐上了至尊神吼，离开了此地。在苏九哥走后，一直过了好一段的时间，徐年的尸体那枯瘦如柴的手只动了动。虚空之中，苏九哥将徐年所有法器与功法回收，得到了300反派值。他并没有将亘古长青体本源给一同回收。系统查看反派值，叮，宿主当前反派值21500。嚯，这么多！因为长生流主角比较特殊的原因，所消耗的气运值并非是一次性，而是层层递进，这也让天命大反派3倍奖励的称号不断触发了很多次。再来时自己不过还剩9000反派值，这一番下来，所获得的反派值都已经超过了徐年本身的气运值，这让苏九哥不由得心情大好。反派值可是个好东西。就在这时，尹老的黑漆漆的身影出现，轻声低语道：“弟子大人，徐年修炼了某种敛息神通，还没有死。身为半步至尊，徐年这一点小手段自然是瞒不过他的法眼。”苏九哥像是早就知道了一般，面色平静，毫不在意的淡淡说道：“我知道，归西术正是之前徐年在玄机峰偷窥时所用的神通。尹老不解，亘古长青体本源既已得到，弟子为何不杀了此人？”苏九哥咧嘴一笑，看了眼尹老，心情不错的他难得解释了一下，在凡世中有一种植物，割了一茬，过一段时间又会长出来。对于徐年的最后一个机缘，万物鼎气，苏九哥可是在意的很啊。如果和自己记忆中那个万物鼎气没有区别的话，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至宝。尹老闻言面露疑惑，世俗植物，弟子为何会知道这些？不过他也没有多问，而是点点头称赞道：“弟子大人博学多才，老奴自愧不如。”苏九哥摆摆手，淡淡的说道：“行了，你身为我弟族苏家影族之人，怎么也学会了拍马屁的一套。”尹老沉默了，他没有说话，而是渐渐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苏九哥望向远方，在不远处，无极仙门长老与宗主烈前阳匆匆赶来。当看到虚空中那瞩目的身影时，烈前阳一怔，率领着一众长老们上前：“弟子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徐年那个家伙呢？”苏九哥淡笑着说道：“烈宗主放心，徐年那个家伙，本弟子已经解决了。”长老们一惊，烈前阳大喜过望，想不到弟子大人竟然出手了。弟子大人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将徐年的神魂带回去永世焚烧，但结果总算是好的。烈前阳感激不已地说道：“实在是麻烦弟子您了，弟子大人之恩，我无极仙门没齿难忘。”苏九哥面色平静，开口道：“本弟子准备离开，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烈前阳闻言浑身一震，他看着苏九哥，询问道：“弟子大人这是？可是我无极仙门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人群之中，柳青燕听闻后也是美眸一颤，在知道徐年死了后，自己心中并无太大的波动，反倒是听闻弟子要走，内心躁动了起来。他有些不舍地看着苏九哥：“弟子要走了。”可苏九哥却像是没有注意到他一般，笑着朝烈前阳说道：“与无极仙门无关，本弟子还有自己的事要去处理。既然徐年一事已经解决，尔等就回去吧。”烈前阳点点头，一众长老们纷纷拜别弟子。弟子走了。望着虚空中那耀眼无比的金色身影，柳青燕一时间不由得吃了，心底空荡荡的，仿佛失去了什么最为重要的东西。
不少长老看向柳青燕，脸色有些古怪。柳长老莫不是被弟子大人抛弃了？柳青燕一直矗立在了原地许久，最后朱唇轻启，像是说给自己，又像是说给某些人听的，喃喃道：弟子大人乃是绝世妖孽，虽然才刚从太古神渊中破风不久，但未来必定是站在诸天之巅，亿万生灵所敬仰的存在。无极仙门太小，容不下这太阳。再说完这些，柳青燕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地，她绝美的面容似乎变得更加冰冷了，整个人的气质犹如万年冰山一般，令人难以接近。柳青燕，你不过是一仙门长老，身份天差地别，又如何配得上弟子大人？能够与弟子大人夜里论道，这已经是无数人羡慕不来的事情。苏九哥乘坐着至尊神吼，地眸中毫无波澜。对于柳青燕，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若非此女是天命女主，自己甚至都不会留意她一眼。之所以接近她，不过是为了消耗徐年的气运值而已。最起码，相比起林烨的天命女主，柳青燕是幸运的。苏九哥眼神闪烁，缓缓开口道：系统调出商城，得到了那么多反派值，也是时候消费了一波了。叮，系统商城，琳琅满目的熟悉界面出现在眼前。2万的反派值，虽然第一页中最前面的几个至宝还无法兑换，但面对其他的物品来说，已然是绰绰有余了。系统商城每日刷新，在这之中，苏九哥倒是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东西。哦，竟然是这个地品神通红魂主印记，地落魂主所创造，万域魂主能够奴役万灵，神不知鬼不觉的在脑海中种下魂奴印记，潜移默化的令对方忠诚于魂主，哪怕是大帝都难以察觉。所需要反派值1万。苏九哥眼神微眯，紧紧盯着眼前这门功法。魂主印记，这可是来自域外的功法。地落时代，魂主可谓是令整个诸天都恐惧的存在，他能够奴役你身边至亲不被察觉，在最为关键的时候背后来上一刀。想不到系统商城之中竟然连魂主的绝学都有，若是修炼此法暴露，必然会被诸天修士所不容。但那又何妨？魂主印记带给自己的价值远比任何神通都要大，仅仅是这一点便足够了。苏九哥地眸闪烁，眼中迸发出一阵骇人的金芒，沉喝道：魂主印记，好东西，我苏九哥要了。苏九哥毫不犹豫地消耗1万点反派值兑换了这门神通。叮，恭喜宿主消耗反派值1万兑换魂主印记，兑换成功。当前反派值11500。当这门神通被兑换，顿时间海量的记忆融入了脑海之中。那无数晦涩难懂的符文是来自黑暗面的文字，在系统的帮助下，苏九哥竟然全部都能够看懂理解。从其体内一股诡异的力量涌动，这股气息甚至不属于这方天地。一旁的尹老瞳孔大惊，弟子大人身上的这股气息，竟然是……他有些难以置信。但尹族素来使命告诉他，这件事并不是自己能够多问的。尹老大手一挥，恐怖的修为直接将这片虚空所笼罩，让此地内流动的气息不泄露出一丝一毫。他绝不容许在弟子大人修炼之时有人打扰。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流逝。1月后，神虚藏地，诸天万界的生命禁区，也是苏九哥最初从太古神渊之中所破封的地方。在一处满是残骸破败荒芜土地之下，没人能够想到地底深处竟然还隐藏着一处古殿。地表之上，一只满是血垢的枯兽手掌破土而出，垂目睽睽的徐年不断地刨着周围的土壤，十分费力地从中爬了出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昏暗的双目血红，像是经历了某种大恐怖的一般。望着一片灰暗血色天空，徐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突然他放声大笑了出来，哈哈，苏九哥，你恐怕万万没有想到我徐年还没有死吧？徐年眼神激动无比地望着手中一缕土黄色的天道之气，从中传来厚重千钧的磅礴古老气息。万物鼎器，为了这个东西，他不惜拖着已经命不久矣的身躯，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重新回到了这个鬼地方，甚至差点被那鬼东西给夺舍。好在自己活了5000年，神魂强大无比，再靠着燃魂秘术，反倒是将那鬼东西给炼化。可徐年口中忽然吐出了一口黑色的血液，他瞳孔闪烁，虚弱至极的喃喃道：若是再不突破，以我现在的状态，撑不过明天。苏九哥，倒是多谢你了，若非是你的燃魂秘术，我恐怕就差点死在那。徐年自言语，他目光灼热，贪婪地看着这万物鼎器，这将是能够改变他现在处境的至宝。就在他正准备将万物鼎器炼化吸收时，一道清冷宁静、好听的女声响起：你身上为何会有他的气息？徐年浑身一震，惊恐万分地回头看去，谁在那？只见身后一气质超凡脱尘、面容绝美的白裙女子正看着自己。那女子周围道韵围绕，神虚藏地内的不祥与诡异竟然无法侵入她分毫。肤若凝脂，风华绝代，就宛若是9天神女降临一般，与这片天地格格不入。好美的女子，这是徐年心中第一个想法。随后他惊恐地反应过来，瞪大着眼睛凝视着对方。神虚藏地，这人人谈之色变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究竟是人是鬼？绝世女子面色平静，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你身上有她的气息。她？徐年皱了皱眉头，说道：她是谁？苏九哥，绝世女子不带一丝感情的缓缓说道：苏九哥。一听到这个名字，徐年瞳孔大震，满是滔天的仇恨之意。他双目赤红的死死盯着那个女子，寒声开口道：你是苏九哥什么人？绝世女子平静地看着他，开口问道：你很恨他？徐年咬牙切齿道：何止是恨，我甚至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明白了。绝世女子微微颔首，她向前迈出一步，瞬息间出现在了徐年的身后，甚至根本没有看清是何时出手，在她玉手中便出现了那枚万物鼎器。绝世女子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着，看着手中的万物鼎器，喃喃道：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而在身后半空中，一个头颅高高扬起。徐年看着眼前无头的苍老身躯，血液疯狂的喷涌，瞳孔一缩。这是我不是永生，没有痛觉，没有任何的感官。徐年的头就这么重重的砸在了地上，瞪大着双目，满是恐惧与难以置信。那颗头颅于那无头身躯之上浮现出细密的白冰，咔一声，连带着神魂也一同化为冰凌粉碎于天地。随着清风拂过，一点痕迹都未曾留下。此时虚空黄金色威武不凡的至尊神吼之上，明明是灵气稀薄无比的虚空，此地竟然汇聚着海量的天地灵气，化作漩涡涌入那金发俊美的男子体内。苏九哥气息如渊，修为变得更为深不可测。先天混沌体在融化着周围一切的力量的反哺，古老神秘的符文一条条的围绕于苏九哥周身，将其衬托得更为出众不凡。感受着这股气息，尹老心中惊骇。仅仅是1个月的时间，弟子大人的修为就从虚神境1重突破到了虚神境6重，这般修炼速度简直是闻所未闻。弟子大人究竟是什么体质，才会让帝君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将其从帝洛时代封印至今？突然，苏九哥猛地睁开了双眸，在他璀璨至极的金色瞳孔之中，无数神纹密布，迸发出一道射入心魄的光芒。叮！天命主角徐年身陨，失去万物顶气，印记粉碎。苏九哥紧皱着眉头，目光摄人。一向波澜不惊的他，在此刻也忍不住有些愠怒。徐年死了，究竟是谁敢在苏九哥眼皮子底下截胡？黄金色的长发飞扬，无数狂暴霸道的气息如潮海般宣泄，这方冰冷的虚空甚至燃烧了起来。这恐怖的波动，尹老在旁眼皮直跳，就连下方的至尊神吼都有些懵。尹老赶忙上前，关切地询问道：“弟子大人，这是怎么了？莫非是弟子大人修炼上遇到了瓶颈？不然何故如此动怒？”周围磅礴骇人的气息逐渐的平和了下来。本来修炼完成魂主印记，突破到虚神境6重的他，美好的心情一下子就因为徐年的死亡给破坏了。苏九哥地眸闪烁，其中燃烧着熊熊烈焰。因果神眸似穿透了无尽黑暗的虚空，层层苍穹眺望着某一处方向。苏九哥喃喃道：“不管你是谁，敢动我苏九哥的东西，都要做好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系统打开面板。主人苏长歌，身份帝族苏家弟子，无始大帝之子，境界虚神境6重，体质先天混沌体，因果神眸，黄金圣血，100001010，功法无始地经，10000010000，魂主印记10000010000，乱戟八荒10000010000，逆道13级3000-3000，乾元金身1000。宝物亘古长青体本源，黑黄渊戟，万渊墨灵甲，造化神液星号50，斩圣荆棘，震天灵珠，上青帝剑，青帝丹。反派值7800，辅助修炼消耗了一定量。没有徐年那个极品韭菜，这反派值还真是不够用啊。苏九哥暗暗想到，自己本来想将其放养，让他慢慢恢复，一边找万物顶器，一边源源不断的为自己提供反派值的，可就这么被人干脆利落的给一刀嘎完了，说不气那是不可能的。等等，苏九哥似想到了什么。徐年虽然被自己收割了不少气运值，但好歹还是个天命主角，有着大气运护身。到底是谁有这个本事，能够将其给这么轻易的杀了？莫非同样也是天命主角？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暂时将这件事给放下。尹老见弟子大人息怒不少，有些犹豫的上前说道：“弟子大人。”苏九哥，什么事？尹老缓缓开口道：“族内传来消息，大帝说再过不久便是您的籍贯礼，到那时吴苏家会宴请诸天之中各方超级势力前来。这也是自帝君与弟子大人您出世以来，我苏家第一次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羽翼立威之时。帝君大人让您在外不要忘了时辰。籍贯礼，苏九哥，大概什么时候？”尹老，下月个中旬。苏九哥微微颔首，淡淡的说道：“我知道了，还有时间，不急，1个月的时间足够了。”苏九哥喃喃道：“瀚海圣宗在什么位置？”尹老恭敬的开口道：“弟子，瀚海圣宗在苍秦道域，那儿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现在整个瀚海圣宗的人都在北疆的一处山脉之中，发现了一处仙品灵石矿脉，正在争夺。”哦，仙品灵石矿脉？苏九哥闻言眉头一挑，这倒是有点意思。尹老，只是瀚海圣宗的情况不容乐观，苍秦道域内还有其他界域来人争夺这仙品矿脉的归所权，甚至连苍天仙族之人都来了。苍天仙族？苏九哥怔了怔，苍天仙族在诸天之中可是排得上号的，哪怕是相比起古之地族、竞技神族也不在话下。仙族之人皆是天地眷顾的一族，各种体质层出不穷，可谓是极其特殊的存在。苏九哥听闻倒是来了一丝兴趣。苍天仙族，他们来做什么？仅仅是一座仙品灵石矿脉，还不足以让他们出手吧？尹老，据说是这仙品灵石矿脉中有属于他仙族至宝，真仙骨。真仙骨，莫非也与天命主角有关？苏九哥眼眸闪烁，有点意思。我们走。苍秦道域北疆仙品矿脉内，瀚海圣宗宗主望着天空中那一尊尊气息恐怖的少年天骄，面色难看。该死的，这仙品矿脉的消息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如此多大宗古族前来，仅仅是为了一座仙品矿脉，这未免也太过夸张了吧？空中那一位位气宇不凡、修为惊骇的妖孽们，无论是哪一位，其身后的势力都不是他瀚海圣宗所能够惹得起的。一位身着青衣、剑目星眉的英俊青年，负手踏立于古剑之上，其周身数柄恐怖的神兵盘旋，气息如锋芒毕露的绝世宝剑，傲然地注视着一众对峙于此的各方势力之人。万象剑宗，楚金仙。楚金仙望着众人，淡笑着开口道：“想不到竟然连苍穹仙族圣女阁下都来了，看来这座仙品灵石矿脉是真如传闻中所说，有真仙骨在此啊！”
另一边坐着一头充斥着浓浓杀意凶兽嗜血黑虎，面色桀骜苍白的紫服少年阴恻恻地说道：“哈哈，真仙骨这可是好东西啊，楚金仙，想不到连你万象剑宗也想着掺和一脚。这般宝物，能者居之，我混元魔宗势在必得。”紫服少年名为血无道，乃是不朽道统混元魔宗宗主之子，空明仙门天骄秦深空，还有我空明仙门，我长河圣宗也在此。这真仙骨，大家各凭本事如何？今日圣女若是不交出真仙骨，就别想走了。周围不少道统之中的天之骄子纷纷出言，望着那空中身着紫纱罗裙、气质圣洁高傲的女子。女子美眸是宝石般的湛蓝色，肤白如雪，手腕与脚踝之处穿戴着银铃，没有穿着鞋子，晶莹剔透的玉足看上去娇嫩不已，白里透红，浑身充满着高高在上的气息与灵力。苍穹仙族，武宣书。武宣书扫射这群天骄一眼，冷声说道：“真仙骨乃是无族大帝陨落之时所留，这仙品矿脉难道还不能满足尔等吗？”血无道笑了，眼中透露着邪意，说道：“武宣书，将这真仙骨交给我等，我等便可放你走。”楚金仙也是把玩着手中的破灭剑，淡然道：“我等这么多势力在此，倒也是勉强不惧你苍穹仙族。”武宣书蹙了蹙眉头，他正准缓缓开口，忽然，嗡，一股莫大的威压便隆隆而下，在那苍穹之上，天宇被撕裂出了巨大的口子，如山岳般庞大霸道，充斥着暴力与古老威严的恐怖凶兽，遮蔽了众人的视线，咆哮而来。吼！圣境的气息令在场所有天骄们心悸不已，面色大惊的朝着半空中望去。他们瞳孔一缩，这是什么妖兽？圣境的气息？那上面的是？这头恐怖的妖兽竟然是别人的坐骑！楚金仙、血无道、江神空等一众天骄们脸色一凝，但不已的朝空中望去。来者不善！苏九哥踏立于至尊神吼之上，眼神睥睨看着下方一众不朽道统的妖孽们，虚神境恐怖的气息笼罩于全场，地眸淡漠，不带一丝感情，霸道至极的说道：“都不用争了，真仙骨，本弟子要了。”什么？众人心里一惊，望着天空中那宛若皓日一般耀眼无双的神武身影。至尊神吼，恐怖威严的气息，压迫感十足，浑身黄金色的毛发在空中像是火焰一般燃烧飘舞。血无道坐下的嗜血黑虎像是看到了天敌一般，竟然瑟瑟发抖。血无道瞳孔一缩，嗜血黑虎可是归一境的凶兽，更是蕴藏了一丝上古大凶啸天白虎的血脉，竟然对空中那头妖兽感到恐惧。这不仅是境界修为上的威压，更是来自血脉中最为原始的本能。武宣书紧盯着空中那满头金发的神武男子，美眸闪烁。此人是何人？这是此刻所有人的心中不约而同的想法。楚金仙皱了皱眉头，好狂妄的家伙！他沉声开口道：“你是何人？你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血无道阴恻恻的笑着开口道：“既然是一同来争夺真仙骨，那我们就是同道中人了。”苏九哥斜睨下方的众多天骄们一眼，淡淡开口道：“这真仙骨无要了，不想死的话就滚一边去。”下方那群天骄们，他粗略的扫了一眼，竟然连一个天命主角都没有，对他而言没有丝毫的利用价值。倒是武宣书让他微微留意了一下，姓名武宣书，身份天命女主，苍穹仙族圣女，境界归一境九重，体质仙圣灵体，天生对大道有着浓烈的亲和能力，吸收天地灵气效果极佳，天地眷顾的宠。功法物穷仙经，仙令则珠皇，当前气运8000。苍穹仙族之人，原来就是他吗？奇怪，这么说来，天命主角应该也在此地。人呢？苏九哥皱了皱眉头。下方一众天骄们听闻后面色难看无比，在座的无一不是各个不朽道统的天骄，走到哪一步都是万人敬仰的存在，还从未被人如此蔑视过。好生无礼的家伙，此人究竟是谁？竟不将我等一众天骄放在眼里？楚金仙眼神微眯，闪过一丝愤怒之色，他缓缓开口道：“我不管你是谁，但我楚金仙从来都不喜欢别人站在我头上，给我滚下来！”雨落，楚金仙瞳孔迸射出射人的剑芒，盘旋于周身的破灭剑化作一道琼光，携带着破灭万物、杀伐无双的庚金剑意，朝着苏九哥而来。阵阵破空之声响起，剑修在诸天之中功罚都是数一数二，这一击足以秒杀道宫境的任何修士。万灵剑诀，顺！见此一幕，苏九哥一脸淡然之色，他甚至懒得避让，连看都没有多看这恐怖的神通一眼。坐下的至尊神吼动了，粗壮的四肢犹如万钧一般排山倒海的拍出，尖锐无比的利爪与破灭剑相触，枪！那破灭剑竟然直接被至尊神吼轻描淡写的一巴掌给拍得粉碎，咔！在天空中直接炸裂出无数的碎片。楚金仙瞳孔一缩，表情显得有些难以置信。自己的破灭剑可是圣阶法器，不仅坚固无比，携带着自己的庚金剑意，更是锋利至极。哪怕是天生肉身强悍的妖兽，在其面前也是犹如纸糊的一般，怎么可能一瞬间就化作粉碎？众多天骄们见状，心中大惊无比。楚金仙在他们之中可是佼佼者。血无道满脸笑颜，一下就僵住了，表情凝重无比的看着苏九哥，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他不断的回想着此人是哪个道统的天骄，可苏九哥的那淡漠蔑视的脸庞，无论他怎么想，都找不到有如此天骄。阁下究竟是何人？苏九哥脸色淡漠，眸光停留在了楚金仙身上，轻声说道：“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想死成全你。”就像是直视着一尊炙热耀眼的太阳，可在这目光中，楚金仙只觉浑身冰寒，如坠冰窖，心中莫名涌出一股浓浓的死意。他大感不好，同一时间祭出三柄宝剑，抵御在胸前。吼！
至尊神吼化作一道陨星，漫天金色神焰熊熊燃烧，在天空中划过一条半月形的弧线。仅仅只是一眨眼的时间，至尊神吼便出现在了下方。咔咔咔，好快！楚金仙甚至根本没有看清楚对方的动作，身前的三柄宝剑尽断，在其胸口之处，几条深不见底的巨大血痕浮现，像是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所灼烧侵蚀，发出滋滋的灼烧之声。紧接着，无数的血液喷涌而出，他的身躯竟然遍布着如蛛网般的裂缝，一缕缕金色的光芒从中射出。这是什么神通？砰！整个人直接化作一团血雾，炸裂于空中。楚金仙，鱼！至尊神吼作为天地神兽，自带诸多特性，被其所伤之人不仅是肉身，更一同连带着神魂，伤口将无法愈合，血流不止。其中的威能将会分化作无数逆流，从体内令人爆体而亡。神魂陨灭，所有人见状呼吸一滞，死死瞪大着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楚金仙死了，这怎么可能啊！杀了他，为楚兄报仇！不知是何人惊惧不已地开口说道。此人在场，我等都别想得到这真仙骨了。他坐下的那头妖兽太过恐怖，其实力一定不强，我们一同出手。对，大家一起上，先将此人击杀，再商议真仙骨一事。苏九哥的存在实在是太过恐怖，直接打破了在场所有的平衡。为了自身利益，他们不容许此人活着。苏九哥闻言，目光淡漠，轻声说道：“要上就一起上吧，本弟子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动手！我就不信，我等这么多天骄在场，他一人能够抵抗。”在场数十名天骄心领神会，纷纷催动着无数法器与神通成包夹之势，朝着苏九哥轰来。乾坤祖拳，十字灭杀诀，神罗道印。场内唯有江神空与血无道没有轻举妄动。血无道看了眼坐下的嗜血黑虎，被吓得浑身毛发都竖立了起来，恐惧无比的低吼着。他心中有种预感，空中那金发妖孽绝非什么普通人，毕竟能够驾驭如此恐怖妖兽的主人，本身修为岂会差到哪里去？事实证明，血无道猜对了。苏九哥金发飘扬，浑身血气翻涌咆哮，滚如汪洋，无数狂乱汹涌的黑色气旋涌动，从中隐隐约约传来一声龙吟。黑紫色气焰滔天的恐怖魔龙盘旋于周围，霸气威严的黑黄渊戟出现在了苏九哥手中，无数紫色的闪电附着于黑黄渊戟。在围攻而来的天骄们眼中，苏九哥的身躯一瞬拔高了数万丈，如神似魔，乱戟八荒。苏九哥轻声呢喃：“斩渊！”嗡！一道万丈漆黑的霞光蓦然爆起，周围的空间都在扭曲颤抖，道道漆黑的焰浪宛若苍穹贯日，无与伦比的威能与周围这万千大神通碰撞，无穷的神通在这一己神芒之中化为齑粉。轰隆隆！不好！如此强大的实力，让误认为苏九哥弱小的天骄们纷纷面色煞变。他们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神通之术在几下不堪一击。快撤！此人实力深不可测，不可力敌。他们大感不妙，纷纷祭出法器，妄图逃离此地。苏九哥目光如渊，缓缓开口说道：“既然来了，那就都留在此地吧。”先天混沌体如同鲸吞一般，疯狂吸收着此地天地灵气。苏九哥向前迈进一步，从黑黄渊戟中一头充满杀意血光的魔龙翻涌咆哮而出。那头傲视9天10地的魔龙，生生地贯穿了周围数十名天骄的身躯。魔焰所过之处，那群天骄们皆是在其中化为灰烬。死！唯一没有出手的血无道、江神空两人见状，面色苍白，冷汗直流，望着那睥睨众生、手持黑色长戟、神武射人、风华绝代的金发妖孽，脸上涌现出无尽的恐惧之意。啪！一滴冷汗落下，血无道头皮发麻，喉咙不自觉地咕动了一下，吞咽了一口唾沫，表情匪夷所思地喃喃道：“这是哪位地族或是神族的绝世妖孽吧？”一人一戟，轻描淡写之间便灭杀了数十位来自各个不朽道统的天骄。江神空心生惧意，明明对着的不是自己，可偏偏浑身冰寒，双腿发软，动弹不得。此刻他无比庆幸自己没有出手，否则在天空中化为灰烬的天骄之中，就要多上一个他江神空了。武宣书美眸晶莹闪烁，表情不比二人平静多少。如此妖孽，在他苍穹仙族内，恐怕唯有真仙道子才能有一战之力。真仙道子乃是苍穹仙族唯一妖孽，地位远超圣子圣女，是苍穹仙族争夺大势的底蕴。在击杀了数十名天骄之后，苏九哥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太弱了，比起帝洛时代，现在不朽道统之内的天骄实力都是如此孱弱吗？苏九哥淡淡扫了眼满脸畏惧的江神空与血无道两人，两人忍不住浑身打了个寒颤。血无道脸色大变，赶忙摆手说道：“我等这就走，这就走。这真仙骨，唯有像您这般的绝世妖孽才能够配得上。”江神空也是一脸恐惧的开口道：“我想起宗里还有一些要事要处理。”哈哈，血兄，等等我！两人此时恨不得自己长了4条腿，动用了浑身修为，直接朝着苍穹上方逃离了此界。见他们十分识相，苏九哥也懒得理会。下方瀚海圣宗的弟子们腿都给吓软了。那数十个天骄在空中那金发妖孽眼中跟蝼蚁几乎没什么区别，宗主更是一脸绝望之色。我滴个乖乖，我瀚海圣宗是造了什么孽？刚死一群天骄，现在又来了个更恐怖的。在他瀚海圣宗掌管的界域内死了这么多天骄，那位大人明显就不是一般人，可他瀚海圣宗可没有那个底气。武宣书犹豫了一下，玉足生莲，缓缓来到了苏九哥身前，紧盯着眼前这个金发妖孽，朱唇轻启，开口道：“多谢公子帮忙，这份恩情我苍穹仙族记住了。不知公子名讳？”语气平淡，透露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高傲。苏九哥眉头一挑，这句话可是把他整笑了，有些戏谑的淡淡说道：“我想，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本弟子前来要的是这真仙骨，与你苍穹仙族有什么关系？”
这天命女主是怎么个情况？自我感觉这么良好的吗？武宣叔愣了，这位难道不是来帮他的吗？武宣叔脸色有些错愕，赶忙开口道：公子，这真仙骨乃是我族大帝所遗留的圣物，对于我苍穹仙族来说至关重要，更是无族真仙道子所需要之物。苏九哥皱了皱眉头，关我屁事。他知道真仙道子的地位，帝洛时代那几个苍穹仙族的道子不知道被自己暴打过多少次。尹老也是冷笑了起来，小娃娃想拿苍穹仙族来威胁无地族苏家的弟子，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武宣叔闻言一怔，竟然是地族苏家。这段时日他一直在外围族中道子寻找真仙骨，所以并不知晓苏家的消息，这下可就难办了。武宣叔美眸闪烁，他缓缓开口道：这位弟子大人，真仙骨对我族道子真的很重要，可否？苏九哥懒得与他多废话，虚神境的威压犹如一座泰山般，直接将武宣叔给压制在地。眼前这面容清冷美丽、气质超凡脱俗的女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砰的一声直接跪倒在地。武宣叔俏脸花容失色，像是坠入凡尘的仙子，美眸满是愠怒地盯着苏九哥，从未见过这般无礼之人。苏九哥地眸淡漠地直视着他，霸道至极地说道：本弟子画的，不想再说第二遍。你是想死吗？天命女主再在自己面前不知好歹蹦跶的话，苏九哥不建议让他陪之前那群天骄们一起走一趟。听闻此言，武宣叔顿时娇躯冰寒，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他能感觉眼前这位光芒万丈的地族弟子说的不是假话。身为苍穹仙族圣女，在哪里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一向养尊处优惯了的她，如何面对过这种情况？就在这时，苏九哥敏锐地察觉到了一道仇视无比的目光，朝着那处方向望了过去，地眸闪烁，嘴角微微扬起，总算是找到了。这家伙藏的倒是挺深的啊。在下方一众瀚海圣宗的人群中，苏九哥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相貌清秀、眼神却有些仇视愤怒的青年，姓名叶盛，身份天命主角，瀚海圣宗外门弟子，年龄20，性格狂妄、隐忍、坚韧，境界藏海境3重，体质吞噬神体，未激活，功法瀚海天经，宝物起源级岁月轮残，生平经历准地重生，当前气运值2万。当看完叶盛的个人面板，苏九哥愣了愣，因为眼前这个天命主角，无论是修为还是功法宝物，都是他所见过的主角中最低的一个，但其气运值却高得吓人，2万，无论是先前的灵叶还是徐年，都无法与之比较。苏九哥注意到了其中关键，瞳孔一缩，准地重生，还有那起源级别的岁月轮，有意思，这可太有意思。苏九哥嘴角缓缓扬起，对于这个新的天命主角来了极大的兴趣。重生流主角，这可是众所周知最好的寻宝鼠了。瀚海圣宗弟子中，此时叶盛胸腔里满是愤怒，死死盯着远处的苏九哥与跪在地上的武宣叔。他乃是准地重生，在正道大帝之时不幸失败陨落，没想到竟然重新回到了少年时期。起初的他狂喜不已，因为凭借着自己的记忆，能够提早察觉激活自己的吞噬神体，甚至能够抢占先机，夺取记忆中那无数珍贵无比的宝物。重来一次，必正大帝。可很快他就清醒了过来，当务之急是尽快激活吞噬神体，提升修为，这样才有进行下一步的机会。而武宣叔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按照记忆中的流程走下去，这群天骄为了争夺真仙骨会爆发一场大战，殊不知最终的受益者会是自己叶盛，并且通过真仙骨激活吞噬神体，这便是他崛起的开始。可偏偏不速之客苏九哥出现了，这让叶盛有些猝不及防。重生前的记忆里，真仙骨之争明明就没有此人的出现啊，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另一边，在找到天命主角之后，苏九哥记下了此人的样貌。他看向地上俏脸难看不已的武宣叔，淡淡的说道：想好了吗？交出真仙骨，还是我亲自来取？武宣叔闻言，心一下子就凉了，美眸思索，犹豫许久后，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件洁白如玉、晶莹剔透的玉骨。这玉骨充斥着浓浓的天道灵气，浑然天成，看上去精美无比，仿佛是一件巧夺天工的杰作一般。眼中透露出一股挣扎之意，武宣叔缓缓地将真仙骨递了过去，咬着朱唇轻声道：这就是真仙骨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将真仙骨给托付而起，真仙骨就这么静静地漂浮在了苏九哥眼前。下方的无数瀚海圣宗弟子们呼吸急促，有些渴望地看着这枚玉骨。苏九哥喃喃道：这就是真仙骨吗？看上去倒也没有神不同之处。尹老眼神闪烁，缓缓开口道：弟子，这真仙骨唯有身为苍穹仙族的大帝陨落后才可产出，奇妙无穷，据说其中蕴藏着仙髓，能够洗涤体质，改善一个人对天道的感悟理解。哦，苏九哥听闻眉头一挑，将其收入了储物戒之中，淡淡道：那倒是个好东西，毕竟能够与一尊大帝沾边的，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在看到苏九哥将这真仙骨收入囊中后，叶盛牙齿都快咬碎了，双目通红，心中不断咆哮道：这真仙骨是我的，是我叶盛的，为何与记忆中的不同？他虽然心中痛恨不已，但也没有因此而丧失理智。此人轻描淡写之间便击杀了数十名天骄，根本不惧对方身后之人，就连舒儿的身份都不放在眼里，绝非什么普通人。这仇恨的目光毫不掩饰，令苏九哥皱了皱眉头，随意的斜睨了一眼，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这天命主角是什么个情况？我都还没动手，你就直接高潮了？武宣叔轻抿着嘴唇，他抬起头，有些倔强地看着苏九哥，声音冰冷道：苏家弟子，这件事我苍穹仙族记住了，真仙骨可不是。噗嗤，话还没说完，一抹弧光闪过，武宣叔的头颅就这么高高飞了起来，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一个貌美如花、冰清玉洁的娇艳女子，竟被苏九哥这么直接果断的了解。苏九哥面色平静，不带一丝感情，冷漠至极的看着眼前一幕，道：“本弟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了。天命女主，你是真当本弟子不会杀你？”叮！天命女主武宣书死亡，天命主角叶盛气运值损失3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0。耳旁传来系统的声音。苏九哥眼眸闪烁，他倒是没有想到，一个天命女主竟然能够让这重生流主角损失这么多气运值，舒服。他不知道的是，武宣书作为叶盛人生中的第一个天命女主，意义非凡。不仅初期为其带来了真仙骨，中后期身后的苍穹仙族更是给叶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不，舒儿！叶盛瞪大着瞳孔，满是不可置信、撕心裂肺的吼叫道：“痛，太痛了，痛彻心扉的痛！”叶盛状若疯魔的模样，给一旁的几名瀚海圣宗的弟子吓了一跳。我靠，什么的情况？那苍穹仙族的圣女被那位神秘的大人给杀了，太狠了吧！辣手摧花，这可是一位如花似玉、娇滴滴的姑娘。我说叶盛，杀的又不是你，你叫这么大声做什么？有认识之人回过头去，一脸古怪的看了眼叶盛，这不看还好，一看直接给惊呆了。只见叶盛双目赤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流下了2行血泪。我的妈呀！叶盛疯了！那弟子怪叫道。武宣书可谓是叶盛青春懵懂时期的初恋，虽然那是重生之前的事，但那些一同陪伴的记忆都清晰可见，深深地刻在了叶盛的脑海之中。本以为不过是损失真仙骨而已，自己有着重生前的记忆，还有别的办法激活吞噬神体，可偏偏那人竟然如此蛮横不讲理的将舒儿也一同给杀了。他到底是谁？为何记忆之中从未有过此人的存在？无论怎么回忆，都找不出关于此人的一点记忆。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叶盛双眼一黑，直接昏了过去。砰！苏九哥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眼眸含笑：“寻宝鼠，你那重生前的记忆可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快点振作起来，好好激活你那吞噬神体。”苏九哥暗暗鼓励道，他是由衷的希望这新的天命主角能够赶紧强大一些。虽然是准地重生，但是藏海境的修为未免太弱了些，实在是让他提不起什么太大的兴趣。有了前面2个韭菜的前车之鉴，这一次苏九哥并没有那么着急，毕竟连10万年的黄金大事都等来了，这一点时间对自己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而已。若论到心之坚定，恐怕整个诸天之中都没几人能够比得过苏九哥。被封印太古深渊10万载，他的意识可是一刻也没有沉睡过。陪伴他的除了脑海中那些曾经的记忆，剩下的只有无尽枯寂漫长的岁月。系统标记，叮，标记成功。苏九哥想了想，似乎还是有些不放心。徐年一事让他知道，天命主角并非是怎么做都不会死的。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苏九哥特地来到了瀚海圣宗的宗主身前。瀚海圣宗宗主是一位面容粗犷的中年男人。蔡旭坤脸色有些畏惧惊恐，毕竟他刚当上宗主2年半的时间，就遇到了这种大事，生怕眼前这位神秘的大人也像之前那般砍瓜切菜的把自己给劈了。一时间乱了方寸，赶忙说道：“大人，这件事与我瀚海圣宗无关啊。”苏九哥扫了他一眼，突然开口问道：“你是不是喜欢养鲲？”蔡旭坤一脸懵：“什么？”苏九哥没有多说什么，地眸中一道诡异赤色的红芒闪过。魂主印记，一个不朽道统的宗主，如何能够抵御苏九哥磅礴威严的神识侵袭？仅仅是一个呼吸之间，便被种下魂奴印奴役。蔡旭坤眼神逐渐涣散失神，沉默半晌后，看向苏九哥的眼神变得狂热与敬畏，双膝一跪，匍匐在地，开口道：“大人！”这一幕给众多瀚海圣宗的长老与弟子们看傻了。苏九哥微微颔首，缓缓开口，下达了自己第一个命令：“叶盛，你们宗门内有位叫做叶盛的弟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管好了。瀚海圣宗一切的资源，任凭其索取，若是他出了什么事，瀚海圣宗也没存在的必要了。”蔡旭坤闻言浑身一震，不断磕头保证道：“谨遵大人吩咐。”苏九哥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魂奴印记还挺好的用的，印记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与意志，除了绝对忠诚于自己外，他还是他。有了这种保险在，自己也好放心的让叶盛好好发育。苏九哥眼神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喃喃道：“也是时候回一趟族里了，籍贯里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时，一旁的尹老上前，暗暗的说道：“弟子大人。”苏九哥，怎么了？尹老，苍秦道域外有很多气息正在赶来。苏九哥皱了皱眉头，开口道：“是何人？”尹老摇了摇头，不知，但来者不善。哦，苏九哥挑了挑眉，望向天空之中。突然间，苍穹上空恐怖的危险气息弥漫，一束束光柱破开这片天空，朝着此地疾驰而来。那是来自各个不朽道统，之前那群天骄身后的大能们。为首的更是一位身着仙灵圣甲、身材高大伟岸的苍穹仙族之人。圣甲男人满脸傲然睥睨之色，声如炸雷，暴怒至极的大喝道：“是谁？胆敢击杀我苍穹仙族圣女？哪个畜生敢杀我万象剑宗剑子楚金仙？我要他偿命！”一位穿着素衣、仙风道骨老者开口。还有我长河圣宗。一道道愤怒不已的声音响起，上空中的大能们每一尊气势都恐怖无比，不弱于入圣境。为首苍穹仙族之人更是一尊圣境的存在。他们降临于此地，场面宏大，宛若世界末日一般。无数瀚海圣宗的弟子们大惊失色。完了！他们纷纷看向那位金发的神秘妖孽。苏九哥眼神微眯，没有被上空中的那些大能们影响分毫，淡淡道：“打了小的，老的，这么快就来了？”尹老皱了皱眉头，开口道：“这群家伙是想来找无地族苏家的麻烦吗？”
至尊神吼感受到这么多不善的气息，仰天咆哮一声：“好！”这浓浓的气流与威压令上方的诸多大能们身形一顿，隐约有些站立不稳。这是什么妖兽？圣境的气息？这头妖兽竟然是一尊圣境的存在！天空中有几个不朽道统的大能们脸色一惊，有见多识广之人紧盯着至尊神吼，瞳孔大震的开口道：“天地神兽，至尊神吼！此界竟然会有一头快要成年的神兽存在！什么？至尊神吼？”他们本是因为族中小辈意外身陨而来，却没想到在此地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头神兽，一时间都改变了方向，面带贪婪地盯着至尊神吼。那苍穹仙族的圣甲男人瞳孔中更是迸发出了摄人的光亮，他大手朝着至尊神吼抓去，顿时间一个白色的巨掌浮现。圣甲男人沉喝道：“这至尊神吼，我苍穹仙族要了！”他们目光都锁定在至尊神吼身上，浑然没有注意到下方的苏九哥。见此一幕，苏九哥眸光变得有些冰冷，寒声开口道：“尹老，都杀了！”尹老会意，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至尊神吼也是低吼一声，硕大的瞳孔中满是暴力与杀意，化作一道金色的陨星，直接击碎了那白色的手掌，朝着空中一众大能们咆哮而去。圣甲男人脸色微变，随后大笑道：“有点意思，我就是喜欢这种桀骜不驯的妖兽。”言罢，他毫无畏惧，化作一道白色的流星，朝着至尊神吼撞击而去。噗嗤，无数的血花洒满天际，圣甲男人的手臂竟莫名的被斩断。圣甲男人瞳孔一缩，谁？而另一边，至尊神吼如同虎入羊群，不要过来！好！至尊神吼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数名入圣境的大能给活生生嚼碎，吞入腹中。圣甲男人脸色变了变，捂着空荡荡的右臂，大声喊道：“什么人？刚刚的一击分明是朝着自己的颈部而来，若非是他有所警觉，恐怕直接被人给斩杀。这般恐怖的隐匿瞬杀之术，诸天之中绝无仅有。”一道不知从何而来、阴冷森然的声音响起：“敢觊觎我家弟子的东西，我看你苍穹仙族是真的想死了！”尹老形同鬼魅，从冰冷的虚空中浮现于圣甲男人的身后，枯瘦无比的手臂直接一掌抓去，那无坚不摧的仙灵圣甲在尹老面前犹如纸糊一般，瞬间粉碎。这是至尊的气息！圣甲男人大惊失色，这充满杀意的一击带来了浓浓的死意，大感事情不妙，圣甲男人当机立断，暴喝一声：“血遁！”一瞬间，从其身上迸发出一股庞大的能量，浑身气血燃烧，再也不复之前那般游刃有余潇洒的模样，狼狈无比的化作一道赤红色的光芒，想要遁逃。还想走？尹老冷冷的说道。从其手中浮现出一道漆黑无比深邃的漩涡，那圣甲男人竟然不受控制的被磅礴的吸力给生生抓了回来。尹老冷哼一声，双手犹如巨钳，牢牢的掐着对方的脖子。圣甲男人脸色涨红，咆哮道：“混账！我可是苍穹仙族之人，你敢动我？”他身为苍穹仙族圣境大能，何曾被人如此欺辱过？尹老化作一道黑色光芒，瞬间出现在了苏九哥身前。而另一边，至尊神吼大开杀戒，面对一群来自不朽道统的大能，场面简直可谓是单方面的屠杀。天空中落下密密麻麻的血雨，至尊神吼沐浴着鲜血，兽同暴力杀意的撕碎吞下一尊尊入圣境级别的大能。仅仅是一炷香不到的时间，这群本来自以为是的各方道统大能们面色恐惧不已，如同惊起的鸟兽四散而逃，哪还有之前那般狂傲要收服至尊神吼的半点模样？苏九哥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幕。轰！圣甲男人的身躯重重地砸在地上，他不断挣扎咆哮，浑身圣力在燃烧，可任凭他一身圣境的修为，在尹老面前都弱小的犹如蝼蚁一般，根本都无法反抗。放开我！你们可知吾是什么人吗？吾乃苍穹仙族5+5击天，我已捏碎传讯符箓，等我族至尊来了，你们一个都别想逃！圣甲男人还在不知死活的咆哮，在弟子大人面前老实点！尹老双眸一狠，一抹黑色的光芒闪过，竟直接割下了圣甲男人的舌头，嘴里疯狂喷出血液。圣甲男人瞳孔一缩，发出了凄惨至极的哀嚎。因为没有舌头，他只能够发出痛苦不已的嘶吼声。远处瀚海圣宗的弟子们见状，一动也不敢动。这血腥狠辣的一幕，让他们魂都快要被吓飞了。这神秘大人究竟是何方存在？这可是苍穹仙族的圣人啊！哦！天空之上，至尊神吼也将那数十名前来的不朽道统大能给击杀吞噬。金色的毛发被鲜血染成猩红色，一缕缕热气燃烧蒸腾，不一会儿便变回之前那般金灿灿、威严神峻的模样，落于苏九哥身前，发出低吼：“做得不错。”苏九哥拍了拍至尊神吼的头，上前打量了一眼地上的圣甲男人，面色平静，看不出什么表情，而是缓缓开口说道：“你也是来找本弟子麻烦呢？”武吉天抬起头，当看到眼前这个神武不凡、气质高贵、雍华的金发青年时，浑身一震，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浑身开始疯狂颤抖了起来。无他，只因为此人他见过。前些时日，族中至尊境老祖千叮咛万叮嘱不要招惹的苏家弟子。苏九哥，完了！这是武吉天此时脑中唯一的想法，因为之前自己的注意力全在至尊神吼身上，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大人竟然会出现在苍秦道域之中，这怎么可能？武吉天的模样被苏九哥尽收眼底。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玩味的说道：“你见过本弟子？”武吉天瞳孔中满是恐惧，但是舌头被割，根本说不出话来，他只能跪在地上，强撑着自己的身子，不断的使劲磕头，砰砰，每一下都用尽了浑身力气，似要告诉苏九哥自己的回答。
苏九哥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叩首，过了半晌，开口道：“本弟子的坐骑，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哦不是你身后的苍穹仙族这么喜欢的话，那本弟子是不是得双手将其奉上，感激涕零的献给你？”武吉天浑身一震，若是早知道这是弟子大人的坐骑，给他100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如此猖獗。他磕得更用力了，使劲地摇晃着脑袋。尹老在旁冷笑道：“自各方地族不出后，苍穹仙族倒是一日比一日狂妄了。今见到弟子大人，怎么没有之前的那般硬气了？苍穹仙族生来便得天独厚的一族，其族中之人个个心比天高，自命不凡，甚至以神族自称，目中无人，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远处的瀚海圣宗弟子们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何那来自苍穹仙族的圣人，在见到了那神秘大人后如此惧怕？他们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震撼的事情了。”苏九哥眼眸闪烁，冷漠开口道：“真是令人作呕的一族，结出你的圣人道果，然后自裁吧。”武吉空闻言面色大喜过望，拼命的点头。对他而言，这绝对是最好的结果了。而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的气息直接锁定住了下方的苏九哥，一道苍老无情，仿若来自亘古的声音响彻于整个诸天的之中。是谁敢动我苍穹仙族5家之人？看来是我苍穹仙族许久未曾现世，世人都快忘了苍穹仙族的可怕了。当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正准备自裁的武吉天忽然想起自己之前捏碎的传讯符箓，瞬间瞪大了瞳孔，发了疯似的摇头，口中血流不止，不断的发出之声。此刻的武吉天，无尽的恐惧充斥了内心心灵。不，他想告诉老祖爷，前这位正是您口中的那位苏家弟子啊，可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苏九哥弟眸微眯，在这一刻，他甚至有种自己不是反派，而是天命主角的错觉，也终于明白了，为何老爹总是跟自己说什么不朽道统和各大古族之人最为烦不胜烦了。打了小的，来老的，打了老的，还他妈有更老的。苍穹仙族，既然如此，那便一劳永逸，永绝后患。轰！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响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人未至，一道翻涌咆哮的雷柱率先朝着苏九哥所在之地轰下。找死！尹老见状愤怒，瞬息间迎空而上，朝着那雷霆而去。浑身被无数雷霆包裹，面对着这浩荡无穷至尊境的神通之下，丝毫不显褪色。两尊至尊境大能的交锋，轰隆隆，响环3界的动荡响起，不少诸天大佬们都感受到了这股至尊的气息。这是至尊？是何族至尊出手了？哼！区半步至尊，蝼蚁耳！不知从何处响起之前那苍老威严的声音。远处的叶盛被这股气息给惊醒，望着天空中那身影，瞳孔一缩。这不是舒儿族中的至尊老祖5万里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不过很快他就面色狂喜了起来。好啊，连5家至尊都出现了，一位至尊的怒火，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无济于事。快杀了他，替舒儿报仇！至尊境作为诸天明面上的巅峰境界，随便一位动一动脚，都得是诸天颤动的存在。大地准地不出，至尊变为最强。苍穹的正中央站着一位仙风道骨、额发童颜的苍穹仙族至尊，他不屑地看着眼前一幕。当目光扫过下方的苏九哥时，5万里浑身一震，直接心肺停止，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精彩万分。浑身的威压一瞬间消散，张了张嘴，惊恐失态地喊道：“弟子！”下面那一位不是之前在虚空尽头处所拜见的无始大帝之子苏九哥，又是何人？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心境平和的5万里，此刻身体一片冰凉，心脏狂跳不止。自己刚刚是不是对弟子出手了？5万里直接消失在了空中，瞬息间出现在了苏九哥身前。在众人震惊万分、目瞪口呆之下，扑通一声跪下。5万里恐惧无比地说道：“弟子大人，您怎么会出现在这？”见此一幕，众人惊了，叶盛更是满脸的惊骇。至尊，这可是至尊境啊！为何会跪在那可恶的家伙身前？能够令一位至尊如此恐惧，这可是重生前身为准地境的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叮！天命主角叶盛对宿主心生恐惧，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苏九哥此刻都懒得管叶盛，5万里都快被吓傻了，脑海中不断回想起自己对弟子出手的那一幕，愤怒至极的看向一旁的武吉天。弟子在这，为何你一声不吭的？你是想害死整个武家吗？苏九哥盯着5万里，冷笑道：“你苍穹仙族一个接一个，倒是好生威风啊！怎么，若是连你也不行，尔等是不是还要唤出你苍穹仙族的护族先祖接着来啊？”字字如剑，直刺5万里的心理防线。5万里浑身冰寒，双手趴在地面，颤抖不已的开口道：“弟子大人，那个刚刚是在下没有看清，还请弟子大人饶。”不必了。苏九哥笑盈盈的看着他，可在5万里眼中是那么的摄人。本弟子已经给过你们很多机会了，你们苍穹仙族之人似乎都很喜欢比背景、比身后之人。本弟子不去找你们麻烦，你们倒是一个个主动送上门来了。既然如此，那就比一比好了。5万里闻言，瞳孔一凝，恐惧至极的开口道：“别，弟子大人，论背景，身为整个诸天之中唯一大帝之子，何人能够与苏九哥相提并论？自己好端端的过来寻找天命主角收割，总是有一群不长眼之人前来。身为无始大帝之子，识海中自然有着老爹留下的印记。”此时远在苏家祖地内修炼的苏黄吉缓缓地睁开了地眸，似有日月星转，轮回万道在眼中流转。服用了造化神液后的他，气息变得比曾经更为恐怖神秘了，如同禁地之主，震慑于整个诸天的无上存在。金色的身躯一动，跨越虚空界海数以万里，伟岸无比的金色地区眨眼间便出现在了苍秦道域。
苍秦道域的防御在苏黄吉面前脆弱至极，仅仅是向前迈进一步，便撕碎了这方天地的屏障。整个苍秦道域内顿时间被一股浓郁至极的无上地威所笼罩，众生呼吸一致，不约而同地望向天空，亿万生灵瑟瑟发抖，像是什么莫大的恐怖要降临一般。人群中的叶盛对这股气息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地威，纯粹至极，浩荡磅礴的大地威压。他眸光匪夷所思，心中翻江倒海。不可能，诸天之中怎么可能还有大地的存在？眼前的这一幕幕与自己记忆中出入大不相同，一切的发展都朝着不可掌控的局面而去，这让叶盛忍不住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嗡，大道之音靡靡响起，浩荡的气息如滚滚狂澜般涌入，一轮金色伟岸的皓日撕破了苍穹，宛若神奇降世审判，耀眼璀璨，万众瞩目。银老目光火热地望着天空，忍不住喃喃道：地，是地来了。这磅礴的地威令整个诸天之中无数大族动荡，诸天万界沸腾了。无始大帝的气息，什么个情况？无始大帝不是闭关了吗？为何？坏了，能够令大帝现世的唯有那位弟子大人了。你们说不会是哪个不长眼的？快去看看族中小辈有没有不长眼的得罪了那位弟子大人。天空中那轮金色的皓日绽放着万千神霞，气血磅礴汹涌，黄金色的光芒令人根本无法直视那伟岸至极的身影。从中传来苏黄吉豪迈爽朗的大笑声，显然心情不错，如同鼓中撞击，震慑每一人的心灵。哈哈，吾儿唤为父前来是为何事啊？可是想为父了。苏九哥淡淡的说道：父亲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某个仙族的至尊想杀我而已，语气平淡，就像是跟自己老爹诉说一件家常小事而已。此言一出，轰！这方世界的苍穹仿佛都坍塌压了下来，狂风大作，晴朗的天空一瞬间犹如破碎的镜面，狂暴卷动的虚空乱流从中浮现，整个世界像是化作了血色，从那伟岸辽阔的地影中似乎看到了尸山尸海。隆隆隆，脚下的土壤竟然剧烈颤动分离了起来，露出骇人至极的巨大裂缝，仅仅是泄露出一丝力量，外界的虚空便承受不住，粉碎成一片死地。整个擎天道域宛若世界末日一般，这股恐怖的地威令所有人都无法喘气，甚至心神震动，口中喋血不止。而苍穹仙族至尊5万里更是一脸绝望之色，心中满是无尽的懊悔。苍穹仙族这千年以来，族中之人每个都太过自大狂妄，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惹怒了一尊无上大帝。苍穹仙族5家，完了！整个擎天道域的亿万生灵在这股地威之下都难以呼吸，甚至连其他遥远道域中的古之大能们也纷纷注视着这方天地。苍穹中那轮皓日砸下，苏黄吉地眸摄人心魄，出现在了苏九哥的身边。他扫过下方5万里与武吉天二人，似要将他们给看透。大帝的注视令二人如负万钧，5万里浑身颤抖不止，一脸匍匐在地，惊恐不已道：无始大帝！银老目光虔诚狂热地望着那耀眼无比的地躯，跪地道：大帝！苏黄吉没有说话，而是大手一抓，无上的地力涌动，直接一把将武吉天与5万里二人的记忆给生生抽离了出来。包魂之术，5家！苏黄吉低声呢喃，瞳孔闪过一丝厌恶，两人瞳孔死死瞪大，布满了血丝，模样痛苦至极。啊！拨魂之术痛苦无比，这感觉犹如千刀万剐，将自己的血肉给一片片割下。在搜魂知道事情的一切经过后，苏黄吉不怒反笑：武家，好你个武家，敢对吾儿动手，看来是本地的警告还不够啊！他这辈子最为厌恶的便是以大欺小，以势压人之辈。当年帝洛时代尚且因为儿子的原因而打碎大半的阴暗面，想不到在这后世之中，竟然还是有一些不知死活的东西。苏黄吉地眸中满是愤怒，似有火焰在燃烧。他用力一握，直接捏碎了二人的神魂。大地之下，皆为蝼蚁。苍穹仙族5家的一位圣人，一位至尊，神魂破碎，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瘫软在地，生机全无，就这么死了。见此一幕，远处瀚海圣宗的众人魂都给吓没了。那身躯高大伟岸、耀眼无双的存在，竟然会是一尊大帝。大帝不可直视，其中不少人甚至双眼流出2行血泪，浑身激动的颤抖。他们之中无数人这一辈子连至尊境都没见到几个，想不到竟然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一尊活着的大帝。叶盛更是满脸震撼，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神秘的金发青年背后站着的竟然会是一尊大帝，令万界仰望的存在。这可是自己梦寐以求，连众生前都从未达到的高度啊！作为准帝众生，面对舒儿的仇，叶盛心中升起了一股浓浓的无力与绝望感。大帝这2个字就像一座巍峨耸立的泰山，牢牢挡在自己身前。苏黄吉转过身，仔仔细细地看了眼苏九哥，发现宝贝儿子并没有什么损伤，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下，关切地询问道：九哥没事吧？苏九哥微微颔首，开口道：还好，或许是因为那造化神液的缘故，父亲竟然看上去年轻了不少，重新变回了之前那般英明神武、血气澎湃的模样。苏黄吉地眸闪烁，抛出了一个问题：吾儿，这5家你觉得要如何处理？他们万千5家生灵的性命都掌握在你的手里，是要留着日后让你自己报仇，还是让为父出手？语气平淡，仿佛苍穹仙族5家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拍死的蝼蚁罢了。从太古神渊中破封后，宝贝儿子在外面历练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就连修为也是突飞猛进。他想看看对此九哥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苏黄吉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苏九哥，在这片天地间，父子2人就犹如2颗夺目耀眼的太阳，无数人只能够跪地仰望。苏九哥眼中充满了冷漠与无情，毫不犹豫地开口道：
直接抹去吧，他们的结果早就已经注定了，留着日后报仇。不好意思，自己可不是什么天命主角，这样做只会让外界之人更加得寸进尺，觉得你好欺负，并且认为哪怕是拥有一尊大帝，苏家之人也不过如此。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便是苏九哥的做事态度。好！苏黄吉大喝一声，九哥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苏黄吉地眸闪过一丝摄人的光芒，缓缓开口道：无儿，你要记住，为父不可能随时出现在你身旁，唯有鲜血才能让那群老不死的家伙们长长记性，怕了就不会再犯了。自苏九哥出事以来，他早就料到会有今天这一幕的发生，他没有多加干涉，便是想要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苏九哥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苏九哥的回答令苏黄吉很满意，因为他苏黄吉之子绝不会是那种优柔寡断、心慈手软之人，那就都杀了。苏黄吉的眸光直接穿透万丈苍穹，牢牢地锁定在了整个武家族地之中，整个武家道域内都被一股莫大的恐怖所笼罩。轰隆隆，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座金色巍峨的巨大手掌，卷动着能够摧毁一切的无上地力，缓缓落下，声势浩荡，犹如世界末日一般。武家之中沉睡已久的护族先祖们纷纷从长眠中惊醒，顿时间，一道道气息如渊、恐怖无比的绝世强者出现在了半空。他们皆是武家的最终底牌，每一尊都不弱于至尊境，而为首那位更是无限的逼近于准帝。大帝，为何我武家究竟是做了什么，会惹怒那位大人？一道震慑9天10地、威严磅礴的声音响彻整个诸天古族。武家既然敢不知死活让至尊境对本帝之子出手，那就要做好承受本帝怒火的后果。什么？武家先祖们面色煞白，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胆敢对弟子出手的？不是都已经警告过所有族人吗？为首的武家先祖脸色惊惧，赶忙大声开口道：无始大帝，我武家愿意举足赔罪，还请饶恕这亿万生灵一命啊！这绝非我等有意之为，还请大帝手下留情。可那浩荡磅礴的金色巨手中却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隆隆，忽然从中迸发出了无尽的神威，一道震烁古今、苍茫辽阔的金色光芒照耀起了整个诸天万界。轰隆隆，武家数十名护族先祖直接被这滔天的威能所淹没，瞬息间化作齑粉。诸天颤动，苍穹先祖武家与整个道域内亿万的生灵甚至来不及反应，便尽数泯灭在这恐怖无比的手掌之下。从此，苍穹先族再无武家的存在，地位久未退散。无数的超级势力、竞技神族、不朽道统、隐世圣族，以及隐藏于黑暗中的窥视的宵小们，见此一幕都心神动荡。一掌，就是这么一掌。本以为这尊大帝年老体衰，命不久矣，却没想到竟然还能够使用出如此惊天的神通，覆灭一整个道域。在无数大能们心悸之时，苏黄吉极具威严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今日无苏黄吉便要告诉尔等所有人，无苏家弟子若是再遇到这般不公之事，那动手之人下场便与这武家一样，灭族。语落，苏黄吉动用无上的神通之术，沟通起天道规则。所有远在万里之外逃过一劫的武家之人身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罪印，然后纷纷爆体而亡。噗噗噗！灭族，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这种力量已经无限的接近于大地之上。此刻的苏黄吉睥睨众生，举世无双，地眸中满是傲然与自负。苏九哥见此一幕，内心火热，这便是大帝的力量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举手投足间便轻松决定一整个道域的生死。令人惊骇的磅礴气势逐渐褪去，在覆灭了武家之后，苏黄吉大笑一声，看着苏九哥开口说道：无儿，有为父替你做主，管他什么苍穹仙族还是不朽道统，就算是神族来了也是一样。无儿，走，我们回苏家。他大手一挥，直接卷起苏九哥，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一脸颤巍的擎天道域众人仍旧跪在地上，浑身颤抖，久久不敢起身。叶盛心中充斥着恐惧与自我质疑，一尊大帝之子，这般身份不得存在，真的是我能够报仇的吗？只因至尊境出手冒犯，连实力深不可测、底蕴雄厚的苍穹仙族武家都被一巴掌覆灭了，那般轻松的模样，就感觉像是在捏死一只虫子。叶盛心里的那滔天仇恨，一时间被恐惧融化了一大半。此刻他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武宣书了，真仙骨没了，能够为自己提供很大助力的武家也消亡了，自己真的有必要傻到去向一位身份尊贵，甚至背后还站着一尊大帝的弟子报仇吗？好在这苏家弟子没有注意到自己，叶盛不免有些庆幸的想到，身为准帝又是重生一世，他的道心自然是坚韧无比。很快便想通释怀，叶盛目光闪烁，开口喃喃道：舒儿，你放心，这个仇我叶盛是绝对不会忘的。等我变强成为大帝之后，我一定会让那个家伙付出血的代价。只是现在没了真仙骨，激活吞噬神体，不知道还需要多久。似想到了什么，叶盛眼神一亮。对了，太元仙殿。在记忆中，太元仙地这充满着无数至宝的仙境马上便会开启。重生前自己这时候修为孱弱，所以并没有在其中得到什么逆天机缘，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收获不菲，更是结识了一位来历神秘的女子。一想到那女子的身份，叶盛就目露狂喜之色。不仅如此，太元仙地之中最为有名的几件至宝所在的位置，他都清楚地记得。叶盛激动得浑身发抖，本来因为舒儿陨落灰暗的心情也好上了不少，放声大笑道：太元仙地，这就是让我叶盛重新崛起的地方。哈哈，这般模样，连身旁的同门弟子魂都被吓到了。完了，叶盛这家伙不会是得失心疯了吧？苏家祖地内，一道金色的神虹落下，苏黄吉与苏九哥二人出现，至尊神吼紧随于身后。
苏黄吉不紧不慢地走在前方，忽然停了下来，开口说道：“吾儿，这段时日去外界历练，感受如何？”苏九哥想了想，老实说道：“还算是挺愉快的。可不愉快嘛？先是灵叶，后是徐年，这两个韭菜都充分地发挥出了本身的价值，成为了自己的养分。若非是那不长眼的苍穹仙族出现，苏九哥甚至还不打算这么早就回族。苏黄吉，如此最好，可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天骄？”说到这，苏九哥倒是难得有些疑惑道：“这倒是未曾发现，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明明这一世天道规则完善，天地灵气充盈，但现在的天骄们相比起帝洛时代来说，怎么反倒是弱上了不少？”苏黄吉闻言一怔，随后中气十足的哈哈大笑道：“哈哈，帝洛时代黑暗入侵，自身弱不强大的早都死于那群恶心的东西手下了，而现在诸天的修士们都安逸惯了。但九哥你万不可因此而自视甚高，看清了所有人。那些大族之中真正的绝世妖孽们都被他们掩藏得死死的，他们才是你要镇压的对手。”苏九哥微微颔首：“我明白。苏黄吉，好了，等你籍贯礼一过，到时随你怎么折腾都行。但这段时间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苏家。你那影族的护道者，我会亲自调教一番，提高他的实力。半步至尊，修为还是太弱了些。”苏九哥点点头，毕竟籍贯礼可不是什么小事。至于天命主角叶盛，有系统所留下的印记在其身上，也跑不了。对了，父亲，这东西不知您需不需要？苏九哥从系统的储存空间中拿出了徐年的那枚亘古长青体本源，这熟悉的气息令苏黄吉浑身一震，瞳孔大惊。这东西，你是从哪来的？苏九哥淡笑一声，也没有隐瞒，而是老实说道：“历练时从偶然发现，从一修士体内剥夺出来的。他已经死了。”苏黄吉闻言点点头，也不在意的说道：“杀得好，既然做了，就不要留下后话。若是有什么亲朋好友，最好也一并了解。”看着那枚亘古长青体本源，苏黄吉摇头失笑道：“可惜，以为父如今的境界，这东西已经作用不大了。你身怀先天混沌体，本源之物对你大有裨益，自己留着用吧。”父子两人简单的寒暄了一下，苏黄吉便重新进入了祖地深处，感悟那大地之上的境界去了。而苏九哥也没有闲着，他将之前所得到的那枚真仙骨给拿了出来，通体晶莹如玉，波光流转，充斥着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真仙骨最为珍贵的便是其中仙髓，普通修士服用不仅能够改善体质悟性，修为更是能够暴涨，比任何天材地宝与丹药的效果都要好。苏九哥地眸一闪，咔，眼前的这枚真仙骨竟然化作了两截，从其中流淌出晶莹无比的玉髓，磅礴海量的灵力几乎都已经溢出来了。光是闻上一口便沁人心脾，散发着浓浓的天道之力。这些对自己有用的宝物，苏九哥可不会傻到将其拿过去给系统回收。仙髓洁白如玉，其中蕴藏着一尊大地毕生对天道的感悟，独一无二，比圣人道果还要珍贵10000倍。怪不得会引得这么多不朽道统的天骄们冒着不惜得罪苍穹仙族的风险也要争夺，可最终还是便宜了自己。苏九哥眼神闪烁，先天混沌体传来一阵渴望的意念，这仙髓若是能够吸收炼化，将大有裨益。他一并将亘古长青体的本源给拿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两件无数人所渴望的至宝，苏九哥地眸绽放出一道金芒，从身躯之中顿时散发出一股朦胧雾霭的混沌之力，将这两件天地至宝给包裹于其中。可千万不要让本弟子失望啊！苏九哥喃喃道。轰！仙髓与亘古长青体本源的交融，一道磅礴浩荡的天地灵气化作白色的光柱，直冲云霄。满头黄金色的长发飘逸飞扬，此刻的苏九哥犹如一尊神魔一般，气息惊人，霸道无双。从其身上所散发出的修为，仅仅是泄露出一丝，便令人心悸无比。在这真仙髓近乎于无穷的灵气的帮助下，虚神境6重的修为竟然水涨船高，一举便轻松的突破至了第7重。苏九哥似乎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状态，白色的神霞洒落，天人合一，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仙髓中浓郁至极的天道感悟，令他对于因果神谋的领悟又增进了不少。虚神境7重，虚神境8重，不知过了多久，嗡，虚神境9重。苏九哥地眸闪过一丝摄人的金芒，浑身高涨磅礴的气势缓缓平静了下来。苏九哥感受了一下自身的修为，仅仅是一枚真仙骨，便助他一连突破了3个小境，这般突破速度简直骇人听闻。真仙骨无愧是能够帮助天命主角叶盛激活吞噬神体的至宝，其中所蕴含的天地灵气简直犹如江海一般滔滔不绝。要知道自己可是身怀先天混沌体这般玄奥强大的体质，并非先天道胎圣体能够无时无刻都在吸收着天地灵气，自身突破所需要的灵气是普通人的数10倍。若是常人吸收炼化了其中的仙髓，只怕早就已经突破到了神王境。苏九哥对此还是十分满意的，握了握双拳，状态简直前所未有的完美。不仅仅是境界，在亘古长青体本源的帮助下，寿元也几乎是暴涨。苏九哥心情愉悦地开口道：“系统打开面板，主人苏长歌，身份地族苏家弟子，无始大帝之子，境界虚神境9重，体质先天混沌体，亘古长青体本源，因果神谋10000002000黄金圣血100001200，寿元19/21939，籍贯20岁，功法无始地经10000010000魂主印记10000010000乱戟八荒10000010000逆道13戟3000/3000乾元金身1000，宝物黑黄渊戟、万渊墨灵甲、造化神液星号50，斩圣金戟、震天灵珠、上清地剑、清地丹，反派值8100。不光是修为，连因果神谋与黄金圣血增长了不少，再加上2万年的寿元，
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很是满意。虽然亘古长青体本源因为徐年不要命的消耗损耗了一些，但其所提供的寿元仍旧远超同境界之人。这一下总算不用担心自己会被父亲给熬死了。苏九哥美滋滋的想到，2万多年啊，无数人拼了命的修炼，一方面是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更大的程度是为了能够活得够久。寿元这东西谁都不会嫌多。苏九哥喃喃道，还有一些时间，看看能不能够在此之前一举突破到神王境界。随后又开始了修炼。时间一晃眼，半个月便过去。苏家族地内，为了庆祝弟子大人的籍贯礼，这几日来，整个苏家的所有人都忙碌不已。偌大宏伟的苏家主殿前设立无数宴席，上面摆满了各种珍贵无比的灵果与美酒佳酿。在主殿阶梯的最上方，正中央的位置上摆放着一尊青铜大鼎，大鼎古朴厚重，散发着古老苍凉的气息。这正是苏家的先祖鼎，但凡到籍贯之龄的苏家弟子，皆要焚香沐浴，身着官袍祭礼，红毯铺席，张灯结彩，场面隆重。甚至连空中都有苏家老祖特地捉来的真黄真龙盘旋，降落着点点星华。苏家老祖们正坐在主家位置上，有说有笑，这可把族长苏天给忙坏了。苏天打量了一眼四周，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他看着手中此次宴席上的名单，朝着一旁苏阳宇开口道：“阳宇，弟子大人呢？”融合了不死神皇血后的苏阳宇，如今的修为已然突破到了归一境。他想了想，而后开口说道：“弟子大人现在还在祖地中闭关。”苏天望了眼远在天边缓慢而来的几艘巨大灵舟，不免有些头疼，吩咐道：“快去请弟子出关，各方势力都已经快到了，此次籍贯礼少了弟子大人可不行。”苏阳宇点点头，化作一道红光离开了此地。远处的门外传来一道苍劲有力的大笑声：“哈哈哈！苏天老哥，我地族云家邪族中至宝悟道术苍穹珠仙品矿脉3条，前来拜访，恭贺弟子籍贯。”率先到场的是距离圣皇道域最近同为地族的云家，紧接着又是一道声音响起：“隐士圣族林家邪圣级法器黄天剑、大日弓、诛仙笔3件、至尊级法宝10件、丹药千枚、仙品灵石矿脉5条，特来赔罪，还请苏家弟子千万别将前些10日那件事放在心上。”苏天愣了愣，别人都是来恭贺，你倒好，是来赔罪的，而且光是圣级法器就足足有3件之多。苏天有些意外，不过还是大笑着上前相迎：“哈哈哈，两位倒是客气了，在下就代替弟子大人先谢过诸位了。”苏家祖地内，苏阳宇有些忐忑，他望着前方那如同一尊骄阳般的金色身影，目光敬畏火热。至尊神吼正匍匐睡在一旁。苏阳宇轻声说道：“弟子大人。”苏九哥缓缓地睁开了地眸，瞥了一眼苏阳宇，原来是他呀，之前自己给予不死神皇血的那个族中弟子。何事？苏阳宇感觉眼前的弟子大人似乎比当初更为恐怖了，气息如渊，深不可测，恭敬地说道：“各方势力已经派人前来，籍贯礼要开始了，族长让我喊您过去。”苏九哥闻言瞳孔闪烁：“这么快的吗？”修炼之中不知岁月，他感觉距离神王境已经十分接近了，只差一步之遥。不过既然是籍贯大典已经开始，作为此次主人的自己不去恐怕不太好。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出现。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出现。苏九哥一愣，天命主角，莫非是籍贯礼上？苏九哥淡淡的说道：“带路吧。”苏阳宇是。籍贯大典，从各地所赶来的来宾已然到齐，场面热闹非凡。数百位身姿窈窕曼妙的少女端着美酒佳肴穿梭于人群之中。在场所到的皆是在诸天之中有名有姓、地位不凡的超级势力，随便一位跺一跺脚便能够让诸天颤动。古之地族、隐士圣族、不朽道统，甚至连苍穹仙族之人也来了不少。若是说是籍贯礼的话，场面未免是太过惊人了一些。能够让如此多超级势力特地派人前来祝贺的，恐怕整个诸天之中也唯有苏九哥能够做得到，因为其身后站着一尊大帝，而那位更在半月之前大发神威，一巴掌便将苍穹仙族5家抹除。5家之人无一活口，这般恐怖滔天、霸道至极的手段，令诸天中的那些超级势力急急自危，生怕下一个被抹除的便会是自己。所以面对着苏家弟子的籍贯礼，哪怕是苏家没有邀请，也要厚着脸皮带礼物前来。其中苍穹仙族之人更是将5家给恨透了，几乎每一族都大出血，带着无数珍贵不已的宝物前来赔罪。古之地族叶家邪宝道、不朽道统、青天道派邪宝道、苍穹仙族萧家邪宝道。主殿外不断传来苏家弟子的汇报声，本来所设立的几百个座位已然有些不够的架势。恭喜苏兄啊，苏家那位帝君如此强大，那一击直接抹杀整个5家的一幕，到现在吾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啊。哈哈哈，苏家弟子更是继承无始大帝之风，天赋经验绝伦，日后定然是又一尊不弱于无始大帝的存在。吾族有一女，无论天资容貌都精彩艳艳，不知贵族那位弟子大人，不少身份地位不弱于自己的大佬前来恭贺，这让身为族长的苏天红光满面，都有些回答不过来了。他清楚的知道，这些人都是看在弟子还有大帝的面子上前来拜访的。自帝落时代过后，诸天再无大帝，帝族的地位早就不同以往那般至高无上。不少仙门道统、隐士仙族甚至都自认为能够与帝族平起平坐，但都因为大帝与弟子的出现改变了。苏天心潮澎湃，大笑着说道：“诸位客气了，快快请坐。”有大佬打量了一眼四周，笑呵呵的开口道：“苏兄，不知那位弟子大人在哪呢？前些10日5家一事，我等身为苍穹仙族之人知晓后，也是深感痛彻。这5家之人得罪弟子，当真是罪该万死。我等也以剥夺5家苍穹仙族之名，特来向弟子赔罪。快了。”苏天笑着点点头，表示明白。随后朝着下方座无虚席的一众来宾大声道：“诸位还请先行用宴，稍等片刻。”
我族弟子大人，一会就到。人群响起回应声。哈哈，不着急，弟子大人事务繁忙，我等此次前来，有的是时间。是啊，吾还从未见过弟子大人尊容，这点时间还等得起。倒是辛苦苏族长您了，忙前忙后的。而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打破这片热闹的场合。苏家族长，我竞技神族不远万里从太古天域前来，为何无人相迎啊？当听到神族这二字，在场宾客无不面色大变。竞技神族，想不到他们竟然也来了。在座的众人皆是朝着殿外望去，只见殿外一位修为深不可测的老者与至尊境的老妪，带着身后一群容貌俊美不凡、身着华服的少年少女，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那群少年少女约莫数十人，个个俊男靓女，气质超凡出尘，眼神桀骜，每一位都仿佛是天之骄子一般，修为不俗。为首的老妪笑呵呵地开口说道：“我等听闻苏家前段时日有2位帝落时期的大帝与弟子出世，我竞技神族南宫家协族中小辈特来拜访。”苏天目光大震，他紧紧地盯着对方。帝落时代黑暗入侵时期，竞技神族躲避在太古天域，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所保存下来的实力可不容小觑。如果说有哪个超级实力能够与帝族媲美的话，那恐怕唯有竞技神族了。苏家明明没有邀请竞技神族，可为何他们会不远万里渡界而来？在那2个老者身后的竞技神族天骄们好奇地打量着此地，直言不讳，笑着调侃道：“这就是诸天之中的帝族，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呵呵，这群小辈看上去好孱弱的样子，不堪一击。于姥姥不是说好去太原仙境的吗？我们来这小地方做什么？浪费我修炼时间。”在场不少大能们是带着族中小辈一同前来见见世面，见对方如此出言嘲讽，年轻一辈之人如何能够接受得了？纷纷脸色愤怒，刚想要出言，便被自己长辈所拦下。这群竞技神族之人也丝毫不见外，在老人与老妪的带领下，直接进入了主场。苏家老祖们瞳孔中闪过一丝怒火，大喝道：“放肆！你竞技神族是当真不将我帝族苏家放在眼里？今日大好之日，可莫要逼我等出手。”那老妪故作疑惑地说道：“诸位远来皆是客，这不是你人族历来的美德吗？我等神族之人也没有别的意思啊。”苏天见状皱了皱眉头，暗道不好，大帝与弟子皆是没有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可不是他所能够掌控的了。就在苏天一筹莫展之际，远处苏阳宇满头大汗的匆匆而来。苏天赶忙问道：“弟子大人呢？”苏阳宇喘了口气，开口道：“来了，来了。”苏天大喜过望，高悬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连一整个苍穹仙族5家都说灭就灭，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在弟子大人面前算个屁啊！就在一群竞技神族小辈得意倨傲之时，一道恐怖如渊的黑芒袭来。老妪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护好族中小辈。轰隆隆，一柄通体如墨、深邃的长戟深深地插在一众竞技神族之人身前。从门外传来一道冷漠霸道、不屑至极的声音：“呵，我苏家族弟什么时候也是一群阿猫阿狗能进来的了？帝落时代一群藏头露尾的鼠辈，怎么不老老实实的躲在你太古天域里苟且偷生，也敢耽误本弟子的籍贯里？敢越黑皇者，死！”弟子是弟子大人来了。苏天见此，瞳孔绽放出一抹金芒。一众苏家老祖们也是安静了下来。一祖不紧不慢地饮了口茶，但笑着说道：“既然弟子大人都来了，那我们这群老东西就安静一些吧。”下方的宾客们望着殿外那风华绝代、霸道无比的金色身影，一时间纷纷失了神。苏家殿外，苏九哥乘坐着至尊神吼，一人一兽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像是面对一尊照耀着9天10地的太阳，惊艳不已。所有人感觉仿佛看到了一位少年大帝。苏九哥地眸微眯，上下打量着眼前一众竞技神族之人，目光停留在了其中一位面色倨傲、满头红发的少年与其身旁容貌俏丽的少女身上。两人的面板倒是令苏九哥大为所震。姓名：南宫歌，身份：天命主角，竞技神族族长庶子，性格：记仇、隐忍，境界：斩元境5重，体质：黄天神体，山海磅礴，可撼日月苍穹，肉身如荒古猛兽，气血澎湃如潮，3000神体中排名第23。功法：万皇神功，法相金身，大道明灭，石罗印。宝物：星辰仪盒、镇天图、魔魂师。当前气运值9000。姓名：南宫晴，身份：天命女主，竞技神族族长嫡女，性格：刁蛮，崇拜强者，不服输，境界：斩元境1重，体质：神木灵体，丹道至圣，神木之精，天生的丹师，所炼丹药效果增加30%，3000神体中排名第132。功法：古火玄功，木春养魂术，苍灵赋。宝物：青骨苍燕，缥缈仙裙。当前气运值7000。天命主角和天命女主一同前来，竟然还是两亲兄妹。德国骨科，苏九哥不明觉厉，若非自己能够查看面板，他没想到两人之间的关系会是这么劲爆。这竞技神族看来玩的还挺花的呀。对于南宫哥，苏九哥并没有查看对方的详细信息，看此人那一脸桀骜却又隐藏在人群中波澜不惊的模样，他大概就知晓了，估计80%是家族庶子逆天改命的天才流。神族之中，老妪与婆婆皮笑肉不笑的开口道：“你便是苏家弟子，任谁被说是阿猫阿狗都不会好受，何况他们来自高贵的竞技神族，哪怕对方是大帝之子，那一众神族小辈眼中也并无太多敬意。”苏九哥没有理会，而是淡淡的说道：“我说过了，胆敢越过黑皇者，死！”好狂妄的家伙！神族之中有少年不悦，他上前迈过一步，直接冷声嘲讽道：“我就是过了，那又如何？族中大能风老妪与婆婆都在此地，
他就不相信这苏家弟子真敢做些什么。苏九哥眼神微眯，缓缓道：“这么无理的请求，我倒是第一次见，那就满足你。”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而起，那插在地上的黑黄渊戟竟然剧烈的颤动了起来，随后化作一抹黑芒，直接朝着那少年而去。雨婆婆脸色一变，她没有想到这苏家弟子竟然敢当众对她禁忌神族动手，冷冷的说道：“苏家弟子未免是太不将老婆子我放在眼里了吧？”雨婆婆正准备出手，突然间，轰！一股莫大的威压牢牢地锁定在她身上，令其动弹不得。这感觉若是出手，对方便会瞬间击毙自己。嗖！漆黑色的光芒一闪而逝，黑黄渊戟犹如魔龙，竟直接穿透了那神族少年的胸膛，无数的灼热的血花涌起，噗嗤，携带着莫大的威能，连带着其肉身一同牢牢地钉在了墙上，死不瞑目。那名死去的神族少年身形逐渐变化，化作一只赤红色的大鸟。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眼前这位苏家弟子竟然真的当着对方族中大能的面击杀了神族之人。雨婆婆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主座上的苏家一族。若非是此人，身为至尊的自己断然不可能阻止不了。雨婆婆老眼中满是愤怒，开口质问道：“你们苏家真敢动手？”一族笑眯眯地说道：“我族弟子的话，就是我整个苏家的意思。你莫非是以为在你身旁的那个老者是位准帝，我苏家就会怕了你们禁忌神族吗？”语落，一族将自身境界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满座哗然。准帝！雨婆婆这才反应过来，风老刚刚为何不出手？原来对方大能竟然同为准帝境强者。神族中天命主角南宫哥皱了皱眉头，这苏家弟子的修为竟然连自己也看不透。苏九哥淡淡的说道：“我当是什么？原来所谓的禁忌神族之人，也不过是一扁毛畜生而已。想死的话，就一起上来吧。本弟子倒是要看看禁忌神族的年轻一辈都是些什么臭鱼烂虾。”此言一出，神族小辈之中顿时就炸开了锅。好狂妄的家伙，一个地族弟子竟然敢不将我们神族不放在眼里！混蛋，他莫不是真以为自己是位大帝吗？南宫晴望着那霸道至极，就像是天上太阳一般尊贵耀眼的苏九哥，美眸闪烁，异彩连连。对他而言，那族人死了就死了，倒是这苏家弟子看上去倒是挺与众不同。人群中有地位较高的神族小辈直接朝着南宫哥毋庸置疑的命令道：“南宫哥，你上！”虽然身为族长之子，但作为庶子血脉不纯的他，在禁忌神族的地位却是十分低下。被人如此命令，南宫哥眼中闪过一丝阴霾，一时间站在原地犹豫不决。南宫哥，你耳聋了吗？喊你过去！见此一幕，苏九哥倒是有些意外，怎么回事？这天命主角好像地位不高的样子，而且为何那身为天命女主的南宫晴不帮忙？系统，这两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叮，需要消耗反派值200回答该问题。苏九哥脸色一黑，贪婪，消耗成功。南宫晴是叶盛的天命女主，并非南宫哥的，两人并没有任何关系的亲。哦，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恍然，这可就有点意思了。场面一时有些僵持不下。这时，风老瞥了一眼那已经陨落了神族弟子，面无表情的开口说道：“苏家弟子，我等禁忌神族此次前来，只是听闻今日是弟子的籍贯之礼而已，并无恶意，还请弟子不要见怪。”语气客气，完全没有了之前那般桀骜不驯、想要挑事的样子。在场的一众宾客们显得有些难以置信，想不到一向高傲瞧不起外族之人的神族，竟然会对苏家弟子服软。不仅是他们，就连一众神族弟子也是如此，瞪大了眼睛。他们急了：“风老，明明是对方先动的手。”“是啊，我等又没做错什么，他可是杀了我们的族人。”见风老开口，南宫哥松了一口，心中恨恨地想到：这群家伙自己不敢出手，便要自己上去送死，总有一天我南宫哥会将你们都给踩在脚下。苏九哥有些嘲弄地笑道：“哦，既然知晓是本弟子籍贯礼，别人都是双手代理而来，而你禁忌神族自诩为高贵无上的种族，就是这么空手来庆贺的。”说到这，苏九哥语气冰冷了下来，仿佛一个不好便会将他们所有人留在此地。还是说，你们禁忌神族只是单纯的过来找死而已？这风老顿了顿，一时间有些语塞。我等神族之人大驾光临，本就是你苏家的幸事，还敢问我等要宝贝？想的倒是挺美的。哼，没错。身后的神族小辈还不知死活地说道。南宫晴娇斥道：“都给我闭嘴！”话音刚落，插于墙上的黑黄渊戟便从一众神族小辈之中穿梭而过，带着一缕缕红发重新回到于苏九哥手中。那红发被紫色的火焰给烧尽，哪怕是面对一尊准帝，苏九哥也浑然不惧，手持黑黄，犹如一尊睥睨众生的神王，目光停留在了之前出言不逊的那几人身上，笑盈盈地说道：“哦，你们刚刚说什么？”这般眼神令之前出言不逊的那几人浑身冰寒，将在原地瑟瑟发抖，额头落下了一滴冷汗。刚刚那黑色长戟若是再偏离一点，所斩下的可就不仅仅是头发那么简单了。面对这霸道至极的苏家弟子，一时间竟无人再敢出言吭声。苏九哥地眸中满是不屑，饶是身为同族之人的南宫晴也十分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这群不学无术的家伙们，平日目中无人惯了，遇到真正的天骄妖孽，一下子就纷纷变成了软脚虾，一群没用的废物。南宫晴沉吟了片刻，缓缓说道：“风老，雨婆婆，还是让我来吧。作为族长嫡女，血统纯正，地位自然远非常人能够比拟。”风老点点头。南宫晴上前，笑盈盈地朝着苏九哥欠了个身，缓缓开口说道：“我乃南宫家族长嫡女南宫晴，见过苏家弟子。”举止得体，语气平和，不卑不亢。
苏九哥没想到，竟然会是这天命女主率先出面。在一众神族之人愤怒的眼神下，苏九哥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眼前这天命女主，身着一袭淡红色的飘渺仙裙，与之如火焰般的赤色红发相辅相成，柳眉月牙眼，翘起的红唇莹润饱满，肌肤娇嫩的吹弹可破，身姿窈窕，尤其是红裙之下那一对如玉般性感修长、笔直的大腿若隐若现。南宫晴朱唇轻启，之前是我等多有得罪，还请弟子大人宽恕。苏九哥淡笑一声，说道：“看来你竞技神族也不全是一些没脑子的臭鱼烂虾。今日本弟子心情不错，带着你族那扁毛畜生的尸体滚吧！”言语间毫不留情面，敢在竞技神族面前还如此强势，恐怕也唯有苏家弟子一人。诸天各方超级势力见此霸道的一幕，心中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隐士圣族林家与一众苍穹仙族之人更是庆幸不已，好险自己等人带着重礼特来赔罪，以表诚意。人家竞技神族之人弟子也是说杀就杀，还是当着对方一位准帝的面，没见对方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吗？南宫晴一怔，他有些不敢相信，明明已经道歉了，这苏家弟子还会赶自己等人走。不过相较于之前无脑的天命女主武宣书，南宫晴明显就聪明了不止一点。南宫晴微微一笑，也没有在意，而是轻声说道：“弟子大人，这件事的确是我南宫家的不对，我等当然是愿意赔罪，也恭贺弟子籍贯。”玉手轻抬，一道道流光闪过，随手之间便是几件至尊级别的至宝与一件准帝级的法器出现。如此阔绰的手笔，令在场不少大能们心惊。前来拜访之人大多只是带着几条仙品灵石矿脉与至尊级法器，诸如地冰这类的，无疑不是各族的镇族至宝，作为底蕴的存在，皆是掌握在族中的老祖手中，断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拿出来。到底还是竞技神族啊，底蕴保存的就是完好，连一小辈都拥有这般宝物。南宫晴手拿着那件准帝级法器，优雅的轻笑道：“不知弟子这些可够？”苏九哥地眸变得有些玩味，地冰这玩意他会缺吗？身后的父亲可是一尊真真正正的大帝，一件区准帝级别的法器，还真不被他所放在眼里。苏九哥戏谑的说道：“一堆破铜烂铁也敢在本弟子面前显摆，看来你竞技神族的诚意还不是很多啊。”南宫晴的笑容僵住了，身后的一众神族弟子们满脸不悦之色，纷纷嚷嚷道：“这家伙未免太过贪婪了吧？这可是准帝级别的法器啊，就连我神族之中也不是很多。我们走。”苏九哥的目光停留在了人群之中天命主角南宫哥身上，眸光一闪，缓缓开口道：“我觉得他的那枚玉佩不错，本弟子要了。”在南宫哥身上有着一枚半月形的玉佩，拥有因果深谋的苏九哥一眼便能看出，那便是星辰仪盒。星辰仪盒唯有在破碎消亡的道域之中才有机会产出，数量极其稀少，其中所蕴藏的是一整个道域的力量，不仅能够强化自身大道之力，更是拥有一丝尚未破灭与星辰大道。苏九哥地眸闪烁，神王境之下皆为蝼蚁，唯有突破神王方才能够领会大道。自己身怀混沌体，先天便携带混沌大道，虽然强大，但苏九哥却并不满足于此。混沌大道海纳百川，来者不拒，唯有将无数条大道汇于一身，才是苏九哥想要成就的无上帝路。苏九哥语气平淡，但却携带着一股毋容置疑的味道。南宫晴蹙了蹙眉头，有些不明所以。而作为天命主角的南宫哥却面色大变，如临大敌。苏九哥笑盈盈地看着对方，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答复。他知道南宫晴是一定不会拒绝的，从他之前的举动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聪明的女人。苏九哥心中忽然萌生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叶盛的天命女主得罪了这数子逆袭流的天命主角，两个天命主角若是互相见面，争斗的你死我活，而自己在背后嘎嘎收割反派值，岂不是很有意思？南宫哥脸色难看无比，他双手死死握着胸口的那枚玉佩，其中所蕴藏着是母亲留给自己唯一的遗物——星辰仪盒，对自己的意义非凡。哪怕是明知道星辰仪盒的珍贵与作用，南宫哥也一直不想将其炼化吸收。可想而知，这玉佩在他心中的价值。这玉佩能够隔绝一切，从外看上去根本就是一普通之物，哪怕是至尊都无法发现其中的星辰仪盒。这苏家弟子为何会有这个东西？莫非是发现了什么？南宫哥眼睛逐渐变得有些通红，他朝着南宫晴的方向看了过去，见对方虽然有些疑惑，但明显的是在考虑的样子。一众竞技神族的弟子们也望了过来，这苏家弟子竟然要这东西？南宫哥身上那破玉佩，莫非也是什么好宝贝不成？怎么可能？小时候我们可没少抢过来玩，这家伙每次都跟发了疯似的。这苏家弟子要给他就是了。在他们眼中，用一枚破玉石换那些准帝级至尊级的法器，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至于南宫哥个人的想法，一个血脉不纯的数字而已，他敢拒绝吗？南宫晴沉吟了许久，根本没有询问南宫哥的意见，而是在思考这苏家弟子为何会要一块玉佩。苏九哥低垂着眼眸，缓缓开口道：“本弟子的耐心是有限的，不肯那就滚吧。”南宫晴抬头看了眼苏九哥，随后笑着说道：“一枚玉佩而已，弟子大人想要，我等自然是不会拒绝的。”说完，他转身看向兄长南宫哥，虽是兄长，但南宫晴眼中并无亲情之意，毋庸置疑的命令道：“想不到连你这家伙也有能够发挥出价值的这一天，拿来吧。”不可能！南宫哥双目赤红，死死盯着他说道：“南宫晴，你知道的，这是我母亲生前所留给我的东西，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唯独这个玉佩不行。”南宫晴闻言，美眸闪过一丝不耐烦之色。这个数字什么时候竟然也敢违抗自己的命令了？我说最后一遍，拿来！南宫哥紧紧地抓着玉佩，没有说话。南宫晴俏脸变得有些冰冷，他淡淡看了身旁几位神族弟子一眼，
对方立刻会意，直接上前将南宫哥按在地上，二话不说的一把扯下其脖子上的那枚玉佩，狞笑道：“废物，你是什么身份，也敢拒绝族女？拿来吧！你一个破玉佩，可是价值好几件我族法器，这是你的荣幸。”其中一位神族弟子将那玉佩交到了南宫晴手中。南宫晴看着手中那枚光洁如玉的玉佩，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美眸闪烁，随后换上了一副面孔，嫣然一笑的朝向苏九哥轻声道：“弟子大人，给您。”苏九哥看了眼被摁倒在地的南宫哥，有些戏谑的说道：“看来你们神族之中也不怎么和谐啊。这天命女主生性倒是果断，这数子流的天命主角，想必在神族之中也不太好过。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无非就是悲惨一点的韭菜罢了。”南宫晴毫不在意的笑了笑，轻抿着红唇说道：“本就是我禁忌神族有错在先，弟子若是喜欢，看上了什么，大可跟我说。”哦。苏九哥地眸微眯，上下打量着南宫晴，开口道：“什么都可以。”南宫晴娇躯一怔，小脸显得有些错愕。身后的禁忌神族弟子们怒了：“你敢调戏我族族长之女？”南宫晴轻笑：“弟子大人可真是会开玩笑。”一道微风将南宫晴手中的那枚玉佩卷起，飘到了苏九哥身前。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一把将其收入储物戒当中。叮！天命主角南宫哥损失至宝星辰一盒，气运值损失1000。叮！触发天命大反派称号3倍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0。还给我！咆哮声响起，南宫哥愤怒不已，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给自己留下的遗物被苏九哥收下，却无能为力。苏九哥笑盈盈地说道：“他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啊，本弟子是不是夺人所爱了？”南宫晴：“怎么会？他只不过是能够得到弟子您的垂青，太过激动而已。”说完，南宫晴看向了一旁的南宫哥，瞳孔一缩，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双目赤红，眼神中满是无尽的仇恨，择人而噬。还给我！哪怕是南宫晴也不由浑身发寒，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眼神。不过很快他便清醒了过来，大感面子受损。南宫晴俏脸冰寒，紧蹙着眉头，上前抬手便是一巴掌。啪！南宫晴，南宫哥，如果不想我让父亲将你逐出神族的话，就闭上你的嘴。南宫哥没有说话，就这么森森然地看着他。哪怕眼前之人是他的亲妹妹，但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亲情的存在。南宫哥只恨自己没有能力守护不住母亲所留下的遗物。南宫晴，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南宫哥发誓。南宫哥怨恨不已地在心中咆哮道。叮！天命主角南宫哥极度仇视天命女主南宫晴，影响剧情走向。天命主角叶盛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还能这样？苏九哥眼中含笑，不受一点委屈，那怎么能叫天命主角呢？他很好奇，若是2个天命主角打起来，究竟是谁会赢？之前徐年一事让苏九哥知道，天命主角也并非是不会被他人所击杀的。系统，如果我让2个天命主角相残，那这反派值结算是算谁的？系统，只要事件与宿主有关，不影响反派值获取。老六，苏九哥挑眉，算宿主的那亲。苏九哥点点头，大概明悟。而另一边，老玉与婆婆见南宫哥那一幕，没说什么，而是朝着苏九哥道：“苏家弟子，现在能让我们进去了吧？”苏九哥摊手，淡笑着说道：“来者是客，禁忌神族光临，我苏家自然是欢迎的。请。”说到这，苏九哥头也不回地转过身，朝着主座走去。如此不将自己禁忌神族之人放在眼里，雨婆婆眼中闪过一丝冷芒，冷哼一声，开口道：“我们进去。”一群禁忌神族小辈跟随着风老与雨婆婆进入了宴会席中。在场的一众宾客暗暗对苏家弟子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大帝之子，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看到禁忌神族吃亏了。今日见神族吃瘪，别提有多痛快了。虽心中这么觉得，可他们也不敢表现出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敢得罪禁忌神族。苏家老祖们眼中满是骄傲之色，纷纷起身迎接。弟子，弟子。苏九哥淡淡的点点头，在一众老祖们的簇拥之下，坐于了首座，淡漠傲然地望着下方一众身份不凡的超级势力之人。今日他便是这场宴会的主人。一祖在旁恭敬地开口道：“弟子还请稍等片刻，即冠礼仪会就可以开始了。”苏九哥微微颔首，不急。他目光停留在下方神情有些不自然的禁忌神族之人身上。禁忌神族来了数十人，而此地的座位早就座无虚席，一群人站在场地内显得格外的刺眼尴尬，座无可坐。神族小辈怒声道：“可恶！苏家弟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东西我们也都给了，礼也送了，为何连我等神族之人的座位都没有？”“是啊，连这些区区不朽道统势力之人都有位置，而我禁忌神族反倒是没有。”饶是南宫晴也有些微微不悦，他神族的态度可以说已经是极好的了，从未有过如此客气的时候。苏九哥饮着酒，瞥了一眼下方站着脸色不太好看的一众神族之人，不动声色，随手指了一处空旷的方向，故作恍然地说道：“哦，本弟子差点给忘了，可惜今日位置就这么多了，等就站在那吧。”都一样，明明只是添几张座椅的小事，可苏九哥偏偏不愿这么做。禁忌神族很高傲吗？那本弟子就打碎你的高傲。你！神族小辈们眼看就要发怒，南宫晴却深吸了一口气，十分勉强地露出一抹笑容。我等明白了，都听弟子的，站着就站着。为了那件事，自己等人绝不能再次触犯这位弟子。南宫晴暗暗想到，在座的各方超级势力大能们见弟子这般霸道，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生怕神族暴起出手。弟子籍贯，从太古仙域远道而来的禁忌神族都只配站着观望，
这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苏九哥笑了笑，经过这个小插曲过后，族长苏天缓缓起身，大声开口道：“那么现在，即冠礼正式开始。”雨落，天空中真龙神皇纷纷发出一声长鸣，盘旋于空中，落下点点金色的星光，整个场地内披上了一层金霞。苏天面色激动无比的上前开口道：“弟子请。”苏九哥点点头，手持3根香烛，一步步的朝着台阶上走去。当到达最终点仙祖鼎面前时，停了下来。苏天大声道：“祭祖！”苏九哥将手中的3根香烛插下，仙祖鼎嗡嗡颤动了起来，从中一道神华突然释放而出，笼罩于苏九哥的全身。这是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来自于苏家历代先祖神魂。先祖赐福！咚咚咚！同一时间，从苏家祖地内一道金色的神芒冲天而起，划破了长空，伴随着宏伟庄重的鼓钟之声。无始大帝苏黄极的声音响彻于诸天。今日吾儿苏九哥即冠，无始大帝苏黄极开苍天之门，供神元、无我、空明、太上等11条大道，供众生参悟7日，赐福诸天。轰！无尽的地威涌动，在苏家主殿的正上空，一座苍凉古老的金色之门缓缓浮现，仙雾氤氲，神霞环绕，从中涌动出一条条无上的金色大道，足足14条。磅礴伟岸的气息弥漫至诸天的每一个角落，无数生灵纷纷抬起头，目之所及，似看到了那伟岸的苍天之门。地道铺路，这浩荡大气、宏伟壮阔的一幕，令在场的诸多超级势力之人纷纷瞪大了瞳孔，目光之中满是狂热之色。此刻远在一处无人道域的夜圣，虚空中游行的绝世女子，满脸怨恨的南宫歌，所有人都失神了片刻。大地之道，整个诸天沸腾了。无数垂暮已久、修为寸步不前的老怪物们从古墓中苏醒，激动不已地感受着其中属于大地的力量。若是持久感悟，他们不仅能够有机会领悟属于苏黄极的大道，更是能够从中窥探到那至高无上的地境。这对他们这群将死的老怪物来说，是真真正正至高无上的天大机缘。自身大道敞开明亮的公众生万灵参悟，相比于那些超级势力中藏着掖着的老怪物们，高下立判。这便是大地的胸襟与格局。在场的苏家老祖们热血沸腾，望着上方弟子那金色耀眼的身影，皆是能够感受到无始大帝的用心良苦。这是他们苏家的大帝。苏九哥地眸闪烁，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老爹这是给造的，太他妈有排面了，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大帝之子，身后站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大帝。就属护犊子，恐怕整个诸天之中没有人比得过苏黄极了。竞技神族之人们也是呼吸一滞，瞳孔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与婆婆难以置信的喃喃道：“14条大地之道，毫无保留的供诸天之人参悟。无始大帝的格局实在大得吓人，他难道就不怕别人用他的地道对付他吗？”一旁身为准帝的风老，唯有他能够最为直观清楚地感受到天空中那万千神霞，一条条金灿灿的大道是多么的无上恐怖。这都是无始大帝的地道。风老瞳孔满是骇然的低语：“不，哪怕是有人能够领悟，这苏家大帝也根本无惧任何人用他的道对付他。这是只属于大帝的自信。古之大帝现世，哪怕是已经是垂暮之年，也绝非任何人能够招惹的。雨婆，我等竞技神族日后，可切不能像今日这般狂傲了。”对于这样一位胸襟如此宽广的古之大帝，哪怕他身为竞技神族之人，也不由得心生钦佩。南宫晴更是美眸明亮闪烁，紧紧盯着仙族顶前那风华绝代、有着一位大帝护道铺路的苏家弟子，心中更加坚定了太原仙境一试选苏家是个没错的选择。仙族顶前，苏九哥缓缓转过身，黄金长发迎空飘扬，气宇轩昂，雍华尊贵。至尊神吼相伴于身侧，让人似乎看到了一位冉冉升起的少年大帝。下方所有人都目光敬畏地看着这一幕。苏九哥色平静，地眸中充斥着淡漠与睥睨，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毋庸置疑地说道：“这一世，我苏九哥要成帝。”至尊神吼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之声。吼！在场的各方超级势力大能们这才反应了过来。苏天与一众苏家老祖们更是心潮澎湃，激动至极的大声道：“恭贺弟子即冠！”无数人应声附和喊道：“恭贺弟子即冠！”苏家主殿的正上方天空中，14条黄金地道冉冉闪耀，所有人都无比庆幸能够见到今日这历史性的一幕。有了大帝的地道宫亿万生灵参悟，整个诸天的修士修为都势必会更上一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弟子苏九哥所带来的。在大帝铺路赐福诸天后，整个苏家族地都变得热闹非凡了起来。在场满座宾客也皆是进入了状态，饮着美酒，神情怡然欢悦的有说有笑，交谈着什么。他们所带来的小辈们一一上前，朝着主座上的苏九哥敬酒，面色恭敬，带着一丝谄媚讨好之意。族长苏天红光满面，举杯朝着弟子说道：“弟子，我敬你一杯。”苏九哥淡笑着回应，显然是给足了苏家族长的面子。唯有下方的一众竞技神族之人显得格格不入，尴尬至极，因为场中那些超级势力无一人愿意搭理他们，而素来生性高傲的他们也不愿自降身份与人交谈。可以说，在此地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煎熬，他们只能低声诽负：“这苏家弟子肯定是故意无视我等的。”雨婆婆、风老，我们还是走吧，在这里我真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是啊，不就是有位大帝吗？至于这么了不起吗？一众神族小辈们抱怨道。雨婆婆思索了一会，朝着风老开口道：“怎么说？”听着小辈们的不满声，风老脸色沉了下来，沉喝道：“都给我闭嘴！大帝又岂是你们能够议论的？”雨婆婆皱了皱眉头，十分护短地说道：“
你这老东西做什么？他们都还只是一群孩子，不帮自己人就算了，还怪他们。风老瞪了他一眼，冷声道：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你莫不是忘了一位活着的帝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风老望着空中那金灿灿的14条地道，苍老的瞳中满是敬畏之色，喃喃道：9条地道在帝境之中都已是震烁古今绝世大帝，而这位无始大帝14条地道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心中暗暗决定，待回族之后一定要派人好好查一查，这无始大帝究竟是什么人。毕竟两者相隔的时代已经太过久远，诸天也有数万年没有出现过大帝了，都快忘记了大帝的可怕。玉婆婆沉默了半晌，难得没有出言反驳，而是有些愁容地说道：那现在怎么办？这苏家弟子丝毫不给我等交谈的机会，太原仙境一事换别人效果肯定不行。这时南宫晴上前开口道：这件事还是让我去吧。梁老望了过来，风老思索片刻，点点头道：也好。晴儿这丫头的性格他还是十分了解的，做事缜密，滴水不漏。之前若非是晴儿，自己等人恐怕连此次籍贯里境都不能进。这件事交给晴儿，他也还算放心。风老，那就拜托你了。南宫晴微微颔首，从桌上双手捧起一杯酒，在一众超级势力大能们有些意外的目光之下，缓缓上前来到主座下方。见来人，本来还有说有笑的众人们一时间沉默了。苏九哥眉头一挑，望着下方那天命女主，淡淡的说道：什么事？南宫晴美眸平静，他率先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雪白晶莹的俏脸变得与他那火焰般的红发一样绯红。南宫晴红唇轻启，望着上方高高在上的苏九哥，不卑不亢地说道：我与宫晴代表竞技神族南宫家祝弟子籍贯。这简简单单的一幕，却令在场大能们无不心中大惊。谁有没有想到，这素来高傲不已的竞技神族竟然会主动低下头，放下身段？但一想到敬酒之人乃是苏家弟子，一时间又觉得释然了。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也没有过多为难他，同样举杯似笑非笑地说道：本弟子还以为你们竞技神族会在那站一天呢。可以了，本弟子知道了。南宫晴看了眼在场众人，没有离开，而是依旧停留在原地，缓缓说道：弟子大人，我竞技神族有一重要之事想要与您交谈，不知可否给我一点时间？哦，重要之事？苏九哥一笑，直言不讳地戳破了他的想法，说道：原来你竞技神族此次前来，不仅仅是恭贺本弟子籍贯，还有事相求啊。苏九哥有些慵懒地摆手道：有什么事你跟本弟子说有什么用？我族族长不是就坐着这吗？南宫晴摇了摇头，紧盯着苏九哥说道：这件事也唯有弟子您能够做主。此言一出，在场不少大能听闻酒意，顿时清醒了不少。竞技神族找地族苏家做什么？他们皆是细心留意了起来。苏九哥地眸微眯，来了一丝兴趣。一旁的苏家老祖们也是皱了皱眉头，疑惑不已。这竞技神族之人究竟是想要搞什么鬼？南宫晴十分认真地说道：弟子，这件事对您和苏家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苏家三祖大笑一声，开口道：哈哈，你个小丫头片子，能够代表什么？口头上说的天花乱坠，你竞技神族之人不是都挺行的吗？怎么反倒是有事求起无族弟子大人了？南宫晴，还请弟子给我个机会。苏九哥没有说话，两人就这么对视了好一会。只见苏九哥缓缓抬手，起身说道：最好如你所说，是件大事，本弟子的耐心可不太好。雨宫晴闻言脸色一喜，肯定道：我以南宫家之名保证，绝不会让弟子您失望。苏家一众长老与老祖们诧异万分，不过这既然是弟子的决定，此地又是苏家族地，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就这样，苏九哥从主座下朝着殿外走去。一众神族之人见状也想跟随上去，却被南宫晴给止住了。风老、雨婆婆，就麻烦你们二老在此等候片刻，人多了怕引得这位弟子不快，坏了大事。我一人去就可以了。风老想了想，而后说道：也好，太原仙境出现在这，我竞技神族的确是需要苏家的帮忙，那就拜托你了，秦丫头。南宫晴点点头，跟随着苏九哥的方向走去。望着南宫晴离去的背影，风老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与欣慰之色。族中小辈，也就唯有南宫晴与南宫哥两人还算比较让人放心的了。想到这，风老看了眼人群中满是仇恨之色的南宫哥，轻叹一声：只可惜这孩子身份太过低微，血统也不纯净，做个族中守护者倒也不错，若是想要掌握大权，那无异于是痴人说梦了。苏家族地，一处碧水青山、鸟语花香的地方，浓郁的天地灵气化作白雾，群山环绕，仙气飘飘，周围空无一人。苏九哥走在最前方，忽然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南宫晴，淡淡的说道：那么现在可以说了吧？你口中那件大事。南宫晴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到这苏家弟子，俊美如妖，龙章凤姿，气质雍华尊贵，高大的身躯看上去神武不凡，充满着霸道，一头闪烁飘逸的黄金长发更是令人移不开眼。哪怕在他竞技神族当中，也从未见到过如此男子。见对方没有说话，苏九哥皱了皱眉头，雨宫晴这才反应过来，赶忙说道：不知弟子大人可曾听说过仙骨遗迹？仙骨遗迹乃是诸天之中极为特殊的存在，没有人知晓其出现的缘由。据传闻，那是仙古时期一个个破灭的残缺道域，游荡隐藏于诸天之中，不知何时开启。但能够肯定是，每逢仙古遗迹出现，必然会引起腥风血雨，因为在仙古遗迹之中，拥有数不胜数的无上机缘，更是曾有普通修士在其得到至宝正道大帝，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这般千万年难得一见的仙古遗迹，是整个诸天万界之人所渴望的。苏九哥不动声色，淡淡道：怎么，莫非你所说的事便与这仙古遗迹有关？正是。雨宫晴紧盯着苏九哥，接着道：
诸天之中很快便会有一仙古遗迹出世，此遗迹名为太元仙境。也正是这样，我禁忌神族才会不远万里从太古仙域来此。苏九哥，你们为何这么肯定？南宫晴展颜一笑，轻抚火红色的长发，轻声说道：“我南宫家不仅清楚地知晓太元仙境将要开启，更是知道太元仙境所在的准确位置。至于这是为什么，就还请弟子您不要多问了。”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原来禁忌神族出现在诸天之中，是因为这即将开启的太元仙境吗？南宫晴见这位弟子大人思索了起来，微微有些激动。他知道没有人能够拒绝有关仙古遗迹的消息，哪怕眼前的这位是身份至高无上的弟子，因为仙古遗迹的中的机缘实在是大到令人难以想象。苏九哥看向一脸自信的南宫晴，有些玩味地说道：“说这么多，你是想让本弟子，不是无地族苏家帮你们？”南宫晴微微颔首，也没有否认。正是，太元仙境一事非同小可，其中的机缘更是一笔庞大的财富。但若是现世，必然会引得诸天震动。但这人一多起来，其中的宝物自然也就要被分化。此次仙古遗迹一事，我禁忌神族想要与弟子您苏家合作，以确保利益最大化。苏九哥面部表情淡淡道：“说说看。”南宫晴有条不紊地开口道：“太元仙境出现，我禁忌神族掌握着太元仙境的准确位置，而苏家如今作为诸天之中说一不二、至高无上的势力，只要愿意从中出手，再加上我禁忌神族的协助，这太元仙境之中一切资源都将被我们两族所得。”苏九哥地眸闪过一丝精芒，诧异万分看着眼前这个天命女主，好大的胃口啊！原来禁忌神族拜访苏家，是想要借着苏家如今的威势，直接垄断霸占一整个仙古遗迹。苏九哥笑了，简单明了地说道：“利益分配呢？”说到这，南宫晴有些犹豫，试探的性地说道：“因为这太元仙境没有我禁忌神族帮忙，根本就无法找到开启。其中宝物分配的话，我神族7，苏家3如何？”老实说，在来时南宫家本来的打算是91，在他们眼中，能够将这个机会给苏家，已经是对苏家莫大的荣幸了。只是南宫晴在见到苏家弟子与苏家大帝的神威之后，一时改变了主意，这才变得7、3分。哼！苏九哥闻言，地眸微眯，冷笑了起来：“你禁忌神族倒是好大的胃口啊！想让我苏家出力，得罪整个诸天之人，却仅仅只得到3成的利益，这般无理的条件，便是你们诚意？滚吧！可笑至极！”其实苏九哥也不介意这么做，虽然会因此得罪整个诸天，但只要能垄断一座仙古遗迹，其中的收获绝对是令人满意的数量。但是这禁忌神族若是想把地族苏家当傻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南宫晴深吸一口气，他早就料到会是这种局面，之前所说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已。南宫晴接着开口道：“不知弟子您想要多少成利益？”苏九哥笑了，目光玩味地看向他：“利益？难道不应该是我地族苏家仁慈，才会看在你们开启的份上，赏给你禁忌神族一点吗？只要这仙古遗迹还在诸天万界之中，就是算是没了你禁忌神族，一样是我苏家说了算。”南宫晴美眸瞪大，立刻道：“这不可能！若无我族的帮忙，你们诸天之人是绝对找不到那座太元秘境的。所以呢？”苏九哥笑眯眯地上前，缓缓在南宫晴耳边低声道：“尔等为了这仙古遗迹不远万里前来，本弟子又不着急，你们最好不要开启，否则有本弟子在，禁忌神族之人一个也别想进去。谢谢你将这个消息告诉我。”说完这些，苏九哥大笑一声，直接转身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想利用苏家？做梦！而且也并非一定需要他们。那准帝重生流主角叶盛，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苏九哥暗暗想到。南宫晴瞳孔一缩，美眸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他忽然反应过来，这苏家弟子说的不是假话。只要这太元仙境还在诸天，一经出世，所引起的波动定然瞒不过地族苏家的注意。以苏家的力量，哪怕是没有禁忌神族的帮助，也一样能够将其垄断。本来对此事信心满满的南宫晴猛然反应过来，一时间不由得怀疑起了人生。是禁忌神族的身份让整个南宫家太过高傲，让他们误以为这个条件足以令苏家感恩戴德。可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需要神族的帮助，甚至反过来威胁你，你还毫无办法。这让南宫晴一时间不由得慌了神，赶忙上前追逐而去。弟子，等等！苏九哥并未停下步伐。3成利益？别说是3成了，苏家就算是拿到9成，他也嫌少。苏九哥一点也不着急，急的是他们禁忌神族，只要自己一刻不点头，那么神族便一刻不敢开启这座仙古遗迹。苏九哥头也不回的淡淡道：“什么时候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再来与本弟子交谈？你们神族这么高傲，诸天之中地族可不少，完全可以去找别人。”说到这，苏九哥笑了起来。只是现在的地族还有大帝吗？大帝，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因为苏皇帝的出现，如今能够名副其实称之为古之地族的家族，唯有苏家。就算是他禁忌神族找别人，试问除了苏家有能力面对一众超级势力，独吞整座仙古遗迹，别的地族敢吗？估计早就被其他超级势力之人给灭了。南宫晴娇躯一震，立刻说道：“弟子大人，还请等等。这件事的确是我神族有些不对，但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他是真急了，因为早在帝洛时代，为了避免被黑暗所波及，太古仙域便斩断了与诸天万界的联系。而现在神族之人想要进入诸天，并没有那么容易，其中所花费的资源与时间可不是小数。南宫晴来到苏九哥身前，俏脸显得有些慌张，不断恳求道：“弟子大人，仙古遗迹的重要性您是知道的，若是我南宫家一直不开启，我们两家都讨不到任何好处。刚刚所言并非我整个南宫家的意思。”苏九哥看着他，毫不留情面地说道：“要知道，是你禁忌神族需要我苏家，而不是我苏家需要你们。”南宫晴脸色一变，点头说道：“
我明白。看着眼前这一脸慌张的天命女主，完全没有了之前那般得体自然、骨子里高人一等的模样。苏九哥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他缓缓来到南宫晴身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身为弟子，本身就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势。南宫晴有些不安的捏着裙摆，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抬头看向苏九哥，一脸认真道：“弟子大人，关于仙骨遗迹之中的利益分配，您认为多少可以接受？”苏九毋庸置疑的说道：“本弟子已经说过了，这仙骨遗迹中的宝物，我苏家全要了。若是心情好，说不定还会赏你神族一些。”南宫晴闻言一怔，脑瓜子嗡嗡的，一成都没有，这不是欺负人吗？面对如此霸道的苏家弟子，一时间有些发懵。这个要求别说整个南宫家了，就是自己也不可能答应啊。弟子大人，南宫晴还想说些什么，却被苏九哥抬手止住了。苏九哥目光玩味，笑盈盈的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开口道：“本弟子和你打个赌怎么样？”什么？南宫晴有些云里雾里，面对眼前这个喜怒无常的弟子，有些摸不清对方的想法，下意识的说道：“赌什么？”苏九哥淡笑着说道：“赌注的内容便是这一整个仙骨遗迹。我们苏家不需要你竞技神族相助，也能够找到那仙骨遗迹。现实为半圆，若是你赢了，别说是7成了，我苏家就算是白出力，将整个仙骨遗迹的资源都让给你们竞技神族又如何？所有资源？”南宫晴闻言眼神一亮，不可置信的说道：“此言当真？仙骨遗迹隐秘无比，他竞技神族能够知晓太原仙境的位置，也是花费了不小的代价。别说是半个月，就算是给苏家1年的时间，南宫晴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找到太原仙境所在的位置。仙骨遗迹万年难得一见，要真是这么好找，早就被瓜分完了。”南宫晴有些激动的连忙说道：“好，弟子放心，只要苏家愿意出手，就算是没有找到那处仙骨遗迹，所得到的资源依旧按照之前所说7-3分配，怎么样？”见南宫晴一脸胜券在握的模样，苏九哥笑盈盈的说道：“那倒不用，本弟子说一不二。”南宫晴美眸闪烁，平复了一下躁动的内心。虽然知道苏家找到仙骨遗迹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为了让这苏家弟子放心，南宫晴还是故作沉吟后说道：“不知弟子若是赢了，想要我神族做什么？”苏九哥想了想，盯着他轻佻的说道：“做本弟子的人。”什么？南宫晴美眸顿时瞪大，完全没有想到这会是苏家弟子说出来的话，俏脸顿时泛起一阵绯红之色。苏家弟子竟然看上了自己，南宫晴一时间变得手足无措。这竞技神族族女十分罕见的羞涩了起来。南宫晴低着头，偷偷瞄了苏九哥一眼，心中莫名有些觉得这似乎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条件。叮！天命女主南宫晴芳心触动，天命主角叶盛气运值损失2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苏九哥一愣，古怪的看了眼羞涩不已的南宫晴，什么情况？他只是单纯的觉得神木灵体作为诸天之中极其稀有、最为适合炼丹的体质，非常适合打免费的白工。叶盛气运值这么多，有一个天命女主在自己身边，就像个充电宝似的，能够随时补充反派值。苏九哥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天命女主傻得可爱，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就不会输的赌约。叶盛作为重生之人，就算他没有找到那座仙骨遗迹，自己也不可能真的傻到让出一整个遗迹的资源。南宫晴微微颔首，有些不敢看苏九哥，声如细纹的说道：“这件事我南宫家同意了。”在交谈过后，两人又重新返回了宴会。南宫晴此时脑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弟子所说的那个条件，身为竞技神族族长嫡女，身份尊贵万分，骨子里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傲，寻常男子根本入不得他的法眼。可苏九哥不同，无论是天赋实力还是样貌背景，都是上上之选，十分不凡。甚至在神族之中，他也从来未遇到过如此璀璨耀眼的存在，这让本就崇拜强者的南宫晴心脏不由得砰砰直跳，胡思乱想了起来。如此约定，竞技神族简直就是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这弟子莫非是真的喜欢自己吗？7-3的利益分配会不会太过分了一些？鬼使神差之下，南宫晴竟然为苏九哥考虑了起来，直到风老的声音将他的思绪给重新拉回。秦丫头，秦丫头，怎么样了？一众神族小辈们也都是一脸好奇的凑了过来，询问道：“这苏家怎么说？还能怎么说？看秦姐这么开心的样子，肯定是同意了呗。”不一定，这苏家弟子看上去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人群之中，南宫哥有些怨恨的看了南宫晴一眼，自己这个好妹妹用母亲的遗物换来了与地族苏家的交易，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南宫晴这才反应过来，清醒了一些，看着风老和雨婆婆，笑着开口说道：“弟子同意了，只不过弟子与我定下了一个约定，便是给他们苏家半月的时间。”同意了。此言一出，在场的竞技神族之人无不脸色大喜。我就说嘛，那可是仙骨遗迹，就算是地族又怎么样，一样是拒绝不了。雨婆婆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笑呵呵的说道：“还得是晴儿啊。”风老倒是注意到了其中关键，开口道：“约定？是何约定？”南宫晴没有隐瞒，而是老实说道：“苏家要自行去找那仙骨遗迹的位置，若是半月之内没有找到，便愿意与我神族合作。”雨婆婆嘲笑了起来：“这苏家弟子倒是自信，仙骨遗迹行踪飘忽不定，我南宫家寻找这太原仙境也是费了数百年的功夫，这还是因为无族先祖曾经留下过一丝关于太原仙境消息的原因。半月想要找到，哼，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老头子，我看这件事应该是稳了。”风老也是这么想的，点点头说道：“那位弟子能够同意，的确是多亏了秦丫头。太原仙境的利益分配怎么说？”风老问。这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南宫晴缓缓说道：“因为苏家背后那位大帝还有弟子的原因，我擅自做主改变了一下利益分配，9-1的话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所以我便将其修改为7-3了。”风老闻言欣慰，满脸赞赏的点点头。
做得好。苏家不像其他地族那般名不副实，光是那位弟子便不是什么等闲之辈，而其身后的大地更是不容小觑。退一步，这对我神族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秦丫头，这件事你做得很对。回族之后，我会亲自禀告给族长你的功绩。南宫晴笑了笑，摇头说道：“这并非晴儿一人功劳，在一众神族之人心里，这几乎已经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了。只是让风老有些疑惑的是，这苏家弟子这么做到底是为何？秦丫头，你们到底约定了什么？”说到这，南宫晴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声道：“那位弟子说，若是我神族输了，便要我做他的人。”什么？一众神族小辈纷纷瞪大了眼，表情变得精彩无比。南宫哥也是错愕了好一会，恍然大悟，心中更恨了。好啊，怪不得之前那苏家弟子要自己母亲遗物时，你这么爽快的便同意了。原来你们早就有一腿。狗男女，就连风老和雨婆婆两人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互相对视了一眼。风老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慈眉善目地说道：“想不到啊，想不到，晴儿，你这丫头竟然也会有这么一天。”风老看了看重新回到主座上的苏九哥，笑着说道：“看来这苏家弟子是看上我族晴儿了，不然也不会这么做，故意卖无神族一个人情。这可是好事。苏家弟子虽然霸道了一些，但无论是样貌还是身份，都是最佳人选。吴南宫家嫡女与苏家弟子的两族联姻，无异于是强强联合。族长大人若是知道了，想必也会高兴不已。我看啊，就算是那位弟子输了，你们两年轻人私底下也可以多交流交流。”南宫晴闻言，俏脸一红，有些小女儿家的低着头羞涩的喃喃道：“风老，您说什么呢？”哼！一旁的雨婆婆冷哼一声，她不像风老那般对苏九哥并不怎么感冒。先不说这弟子杀了我族之人，我神族又岂能和人族在一起？场内除了风老，几乎所有人都不赞同这个条件。风老，哼，你这妇人能知道什么？苏家弟子又岂是那些普通人所能够比拟的？两者之间相隔犹如萤火与皓月，其身后站着的可是一尊拥有14条大道的古之大帝，实力绝非我等神族能够想象的。而且之前那苏家弟子的手段也是见到过了，如此年纪便有虚神境修为，简直恐怖。身为神族之人，风老自然也是不将诸天修士放在眼里的。但对于苏九哥却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偏见，无他，只因为苏九哥是弟子，而且自身的实力天赋也是妖孽无比。比起其他人，身为准帝的他知道一些隐秘的消息，对于大地也更为清楚了解。唯有风老明白，一位身后站着拥有14条地道的大地意味着什么。同样的，这件事就算是南宫家族长知晓，也一定会举双手赞成。风老，雨婆，你难道是忘记了最早时期的地族了吗？曾经的地族本就是与神族平起平坐，只不过因为帝落时代后诸天再无大地，这才导致了所有地族一同走向没落。雨婆婆昏暗的老目闪烁，难得的没有反驳他，似乎觉得老头子说的也并非没有什么道理。念及此，雨婆就连看着苏家弟子眼神也逐渐变得柔和了起来。此刻的南宫晴俏脸通红，看上去娇艳欲滴，十分可人，还陷入在一片想入美好的幻想当中。殊不知自己已经被苏九哥选中，早早的当做了预备工具人。苏九哥正坐于主座饮着酒，半个月应该足够吧？系统调出叶盛的位置。叮，系统的声音响起，一幅偌大的地图出现，地图中密密麻麻地标记着诸天万界的各个道域。随着地图逐渐放大，一个红点闪烁，不断前行着，那正是叶盛身上的标记。苏九哥查看了一下叶盛现在所在的方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擎天道域之中，缓缓放下了酒杯。虽然不知道叶盛现在是要去做什么，但对于知晓未来的众生流主角来说，并非像一般天命主角那般横冲直撞，走到哪是哪。所行的每一步皆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看来这寻宝鼠已经开始出发了。对于这个足足有2万期运值的极品肥硕韭菜，苏九哥可是抱了很大的期望，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虚空中一处残破不堪的道域内，叶盛破开了苍穹，来到了此地。此界荒芜无比，毫无生机，杂草肆意生长，天地灵气稀薄，甚至抬头望去，能够看到到处都是巨大窟窿的天空。这里曾是一处繁华昌盛的道域，只不过在数千年前，因为得罪了某个超级势力的大能，才破败至此。如今已经无人在此地生存。叶盛朝着一处方向疾驰而去，眼眸有些激动的喃喃道：“就是这里没错了。那太原仙境，我记得就是在此地被人所发现的。众生前，太原仙境是被禁忌神族南宫家找到的。南宫家与地族云家联手，最初试图垄断这一整个仙谷遗迹，可却没想到，因为太原仙境的现世，以云家的实力根本抵不过各方超级势力联手。此举惹怒了所有修士，几乎差点让地族云家直接消失在诸天之中。最后，禁忌神族与云家也是被逼无奈，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才使得太原仙境成为公共之物，所有人都可进入。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推断，云家之人与神族之人还没有看守在此处，我只要提前开启进入，便能够抢占先机，再趁着云家神族与各方超级势力内斗的空隙偷偷获利。其中所有的宝物都将是我叶盛的。一想到这，叶盛就忍不住放声狂笑了起来，心情格外的愉悦。或许是因为自己重生的原因，虽然有些变化，但除了错失真仙谷以外，一切进展都按照自己所想的方向发展。瀚海圣宗宗主亲自收自己为徒，不惜余力，几乎消耗了大半宗门资源，为自己成功激活了吞噬神体，并且修为已然突破到了道宫境9重。身怀吞噬神体，再加上众生前准帝境的理解，只要修炼资源到位，自己几乎毫无瓶颈可言。
要知道，当初自己第一次进入太原仙境时，才不过藏海境的修为。叶盛握了握拳头，眼眸闪烁，暗暗道：如今一切都不同了。这黄金大事开启之后，还有许多天地至宝都将收入我叶盛囊中。大帝指日可待。舒儿，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还有晴儿，这一次我叶盛一定要你真正的倾心于我。这一次自己将会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晴儿面前，绝不会像第一次那般失态。压下心中的躁动，叶盛化作一道神虹寻找了起来，像是发现了什么，从空中落下，停留在一处密布着杂草的空旷之地。看着这一望无际碧绿茂盛的杂草，叶盛深吸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仙古遗迹秘境隐藏在诸天任何一个角落，可能是一棵树、一块石子，甚至是一株草，也不知那禁忌神族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找到的。若非是他们，这破败的道域内估计千万年都不会有人来到此地，更别说发现此地的仙古遗迹了。不过应该就在这。没错了。叶盛缓缓闭上眼，将神识展开，笼罩于此地，开始细细地寻找起那些与众不同之物。苏家族地夜，随着苏家弟子的集冠礼结束后，一众竞技神族之人倒是留了下来。诸天内超级势力们在见识到苏家大帝的神威过后，个个胆战心惊，生怕重蹈覆辙，成为下一个武家。此刻，苏九哥正悠然地躺在椅子上，轻轻抚摸着至尊神吼的金色毛发。一团黑雾涌动，尹老的身影从中悠悠出现。经过苏黄吉的一番调教之后，尹老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更为恐怖了。哪怕就这么站在你面前，刻意去感受，也根本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气息，像是黑夜中的鬼魅，无影无踪。至尊境。不仅如此，为了方便让尹老协助自己那宝贝儿子，苏黄吉还特地传授了他不少帝洛时代的神通古术。尹老单膝跪地，恭敬地朝着苏九哥开口道：弟子。苏九哥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淡淡的开口道：找到人了。尹老点点头，老奴去了那残破的道域，叶盛的确是在那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苏九哥看着至尊神吼，喃喃道：一杀一世界，演化万千，这仙古遗迹应该就在那个位置没错了。父亲那边怎么说？尹老大帝说有他坐镇，这片天翻不起什么浪花，一切决断都听从您的。苏九哥闻言，地眸微眯，轻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垄断吧。说到这，苏九哥眼中光芒大绽，霸道地说道：那这仙古遗迹我苏家全要了。吩咐下去，让一组他们带着遮天大阵直接前往那残破的道域，将周围的一切封锁。至于那叶盛，不要干涉他，垄断一整个仙古遗迹，一般人想都不敢想，可弟子偏偏就这么做了。尹老点头，目光火热地说道：明白。说完，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原地。苏九哥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时，殿外忽然传来南宫晴的声音：弟子大人，您找我。苏九哥，进来吧。南宫晴俏脸有些忐忑地走了进来，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她特地换了身妆容，一袭轻薄鲜艳似火的红裙，隐约透露出修长的美腿，如瀑般的红发垂落，在月光照耀下更加别具一番风采。大晚上的，苏家弟子这个时候找自己做什么？莫非是……南宫晴有些浮想联翩，脸上不自觉地晕出一抹绯红。叮！天命女主南宫晴浮想联翩，天命主角叶盛气运值损失2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苏九哥见状轻笑：不必那么拘束，你会炼丹吗？这突然起来的问题倒是让南宫晴有些不知所措，愣了愣神，下意识地说道：啊，会啊。苏九哥闻言眼神一亮，果然，既然是神族之人，身怀神木灵体这件事怎么可能不被察觉？会炼丹的话，那可就好说了。在苏九哥的要求下，南宫晴当场便炼制了一炉无论是成色还是效果都十分令人满意的神王级丹药，游刃有余，模样轻松至极。苏九哥看着手中那成色通润的白玉色丹药，笑着想到：不愧是神木灵体，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着过人的天赋。炼丹师本就稀少无比，地位不凡，稍加培养，日后应该是个不错的工具人。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天离开时，南宫晴也都没有想明白，这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昨晚那位苏家弟子竟然什么都没有做，反倒是看了一晚上自己炼丹。南宫晴到现在还有些发懵，这位弟子莫非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在他走后，苏九哥手掌一翻，之前从天命主角南宫哥身上得到的星辰仪盒出现在了手中。苏九哥喃喃道：有了这枚星辰仪盒，也是时候踏入神王境了。星辰仪盒其中蕴藏着星辰与破灭的2种大道之力，虽然并不完整，但是想要参悟大道的话，必须有着那条大道的相关之物，否则光凭空想那是不可能。就像是自己身怀先天混沌体，与生俱来便拥有混沌大道，只要突破神王，便会自然而然的领悟。根据个人天赋体质，一个人所能够承载大道极为有限，也将影响修士的整体实力。寻常修士拥有3条大道便可称之为天骄，而像苏黄吉那般14条，简直可以用惊骇世俗来形容。对于苏九哥来说，拥有包罗万象骨，能够容纳一切归为己有的先天混沌体，大道数量自然是越多越好。苏九哥一点也不心疼的，直接捏碎那枚南宫哥真是无比的玉佩，咔，从中顿时肆意出2股浓浓交融的大道之气，破灭与星辰。虽然不明白南宫哥为何要放着星辰仪盒不用，白白便宜了自己，苏九哥眼眸闪烁，淡笑道：那本弟子就勉为其难的笑纳了。双眸一闭，苏九哥仔细感悟着星辰仪盒之中的大道之力。时间如梭，半月转瞬即逝。苏家族地内有着丰老的严加看管，平日里目中无人狂妄的神族小辈们难得的安分了不少，不敢到处惹是生非。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日南宫晴与苏家弟子一直都走得很近，
这几乎让包括苏家本族在内的所有人都误以为弟子是真的看上了这神族之女。风老自然也是十分愿意见到这一幕，唯有当事人南宫晴知道，自从苏家弟子知道自己会炼丹之后，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起来。这半月下来，自己几乎每日都要在炼丹房中待上数十个时辰。在苏九哥的安排之下，提前适应工具人生活。因为太原仙境的原因，南宫晴也不敢拒绝，任劳任怨，练得有些怀疑人生。拥有神木灵体的他，在这方面的天赋远超常人，哪怕是在竞技神族当中，也是十分稀少的天品炼丹师。所炼制的丹药，甚至能够帮助到神王级。在南宫晴的帮助之下，苏家小辈的平均修为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日，刚从炼丹房回来的南宫晴俏脸显得有些憔悴。见来人，风老和雨婆婆笑盈盈的上前。当看到南宫晴那困意疲惫的模样时，还不知情的风老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说道：“晴丫头，你们还年轻，现在这个时候要努力修炼，千万不要埋没了自身的天赋。年轻人要节制啊。”南宫晴娇躯一震，表情显得有些微妙。他岂止是没有埋没啊，终日炼丹，自己如今的炼丹术都长进了不少，都隐隐约约快成为圣品丹师了。雨婆婆白了风老一眼，直入主题，关切的说道：“晴儿，明日便是我们神族与那苏家弟子约定结束之时，那苏家弟子怎么说？”说到这，南宫晴才勉强一笑，轻声道：“这段时间弟子对于太原仙境一事只字不提，也未曾见过他派人寻找。这件事应该是十拿九稳了。这苏家弟子这么夸大，这下好了，被打脸了吧？”有神族小辈说道：“也不想想仙古遗迹，我族费了多大的力气，怎么可能说找到就找到？”风老满意的点点头，朝着一众小辈们嘱咐道：“明日约定结束之后，就算是那位弟子大人输了，尔等也都给我收敛一点。太原仙境至关重要，这里毕竟是地族苏家的地盘，若是谁再惹恼了那位弟子，我玉婆是绝对不会出手保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他警告道。一听到风老都这么说，不少神族之人一想到之前苏九哥那杀伐果断的模样，就不禁浑身打了个激灵，如小鸡啄米般点头。这时候，在一众人身后忽然响起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神族之人，弟子喊你们过去。”这突然起来的声音令一众神族小辈都吓了一跳，甚至连风老与雨婆婆两人都是瞳孔一缩。什么时候？风老猛地转过身，当看到皮笑肉不笑的尹老时，浑身冰寒，苍老昏暗的瞳孔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一个至尊，以他准地境的修为，为何会察觉不到一位至尊的存在？他在此待了多久？有什么目的？是否听到了他们之前的对话？这是现在风老脑海中的唯一想法。不得不说，在经过大帝指点过后，尹老的能力实在是太令人惊惧了。这种人若是隐藏在暗中偷袭，甚至连准帝都难以察觉，更不用说对付别人。那神乎其技一般的隐匿之术，让风老第一次感觉到了地族苏家不仅只是靠着一位大帝撑起来的。雨婆婆满脸不善，大喝道：“你们苏家难道一直在监视我们？”尹老闻言冷笑一声，不屑至极的开口道：“监视？弟子大人还不屑于这么做。老奴话已带到，去或不去，取决于你们自己。但若是惹得弟子大人不快，那可就怨不得我了。”说完，尹老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了原地，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甚至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也是苏家老祖吗？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雨婆婆眼神闪烁，她看向一旁的风老，开口道：“老头子，刚刚你没发现吗？”风老目光有些凝重的喃喃道：“此人实力不过至尊，手段却诡异无比，竟然连我都没有察觉。若是我全神贯注的感知，或许能够发现一二。老婆子，这苏家底蕴当真是深不可测呀！”风老和雨婆带领着一众族人前往了苏九哥的住所。一路上，神族小辈们窃窃私语道：“这苏家弟子不会真的已经找到了太原仙境了吧？怎么可能？他要是能找到，我就爬着回神族。而且晴姐不是都说了吗？这些时日，那苏家弟子一直都没有出去过。”风老看向一旁的南宫晴，开口道：“晴丫头，你觉得这位弟子找我等所为何事？”南宫晴摇了摇头：“这么多日下来，我也摸不清弟子的想法。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与那约定有关吧？”风老微微颔首，淡笑着说道：“若是能够垄断一整座仙古遗迹，日后便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源提供。我神族小辈也可以前去历练，这将极大程度上增加我南宫家的实力。多亏你了，秦丫头。”一众人心情不错的来到装饰华丽宏伟的宫阙，此地天地灵气浓郁，映入眼帘的是不少外界之中珍贵无比的天材地宝。神族小辈眼中异彩连连，有些不敢想象这苏家弟子是过着怎样奢靡的生活。这苏家弟子倒是好会享受。苏九哥正坐在风景宜人的殿外小抿着茶，半月的时间，如今融合了星辰仪和的他，修为早就已经突破到了神王境，并且还成功参悟了破灭与星辰大道。通过这段时间的巩固，自身的气息变得更为深不可测。风老与雨婆婆二人见状，面色大惊。从苏九哥身上，他们能感受到那若有若无的大道之力。两人互相对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可置信之色。这位弟子的修为竟然突破了神王境，风老有些难以想象。这才过去了多久？风老眼神变得敬畏，上前说道：“弟子。”苏九哥微微颔首，扫了眼众人，目光停留在南宫晴身上，微微一笑：“来了呀，南宫晴，弟子大人，您找我们。”苏九哥淡笑着说道：“明日便是你我之间的赌约结束之时，我怎么看你们神族好像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南宫晴愣了愣，随后抿嘴一笑，开口道：“苏家底蕴通天，但这仙古遗迹的确不是那么好找的呀。弟子大人你也知道，仙古遗迹可能存在于任何地，这需要时间。”他十分委婉地说道。苏逸仙脸色平静，淡淡的说道：“哦，
那若是本弟子说这仙骨遗迹我苏家找到了呢？什么？在场竞技神族之人脸色瞬间大变，就连风老和雨婆婆都是一怔。南宫晴瞪大了美眸，不过一想到这段时间自己与弟子的相处，很快便回过神来，笑着摆手道：“弟子大人，您说笑了，还以为苏九哥是因为没有找到那仙骨遗迹，故意出言想要反悔。”南宫晴补充道：“我等回去之后也沟通过了，的确是觉得之前关于仙骨遗迹的分配有些不妥，还可以重新商量。”风老也是根本就不相信苏家能够找到仙骨遗迹，别说是苏家，就算是出动诸天各方超级势力，也根本不可能发现的。仅仅半月的时间，先不说要找到那处破败荒芜的道域，就算是找到了，也难以知晓仙骨遗迹所存在的位置，飞天时地利人和，绝不可能寻到。风老笑道：“是啊，秦丫头说的没错，我也与我南宫家族长说过了，这片仙骨遗迹的利益分配，我南宫家愿意退上一步，对吧？”苏九哥抬手指住，笑盈盈地看着一众人，看看这个，手掌一翻，一枚充斥着天地灵气的珠果出现在了手中。那珠果除了鲜艳赤红，上面有着一层层鳞片以外，就如同普通灵果一般，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是像是想到了什么，风老瞳孔一缩，死死地盯着那枚珠果。红灵果这种果子十分常见，但唯有仙骨遗迹之中方才有生长，而且存在时间极短，摘下之后不出燃气便会灵气流失，干瘪不堪。风老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苏家弟子竟然会有一枚红灵果，这是否也就意味着苏家真的找到了那处太元仙境？身后的一众神族小辈们满脸不解，看着那枚红灵果喃喃道：“不就是一颗普通的灵果吗？有什么不同呢？”苏九哥见风老那般模样，嘴角扬起，毕竟是一位准帝，知道这种东西也是很正常的事。现在相信了吗？风老眼眸闪烁，沉默了许久，最终开口道：“弟子可否带我等前去看一看？”苏九哥对此也没有拒绝，距离叶盛进入那仙骨遗迹之中也有一段时间了，也是时候去看看这寻宝鼠找到什么好宝贝了。苏九哥缓缓起身，直接踏上了至尊神吼，淡淡的说道：“本弟子满足你。”一行人离开了圣皇道域，来到了虚空之中，望着前方至尊神吼上那尊贵无比的金色的身影，风老心中愈发于的心悸，因为苏九哥现在前行的方向正是那残破的道域所在的位置。本来心情大好的他，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南宫晴忍不住开口询问道：“风老，您这是怎么了？”雨婆婆：“是啊，老头子，从刚刚起你脸色就不太好看，快点说呀！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信息泄露，太元仙境的准确位置，一众人中也唯有身为准帝境的风老一人知晓，甚至连至尊境的雨婆都不知道。”风老脸色有些难看，缓缓说道：“事情有些不好了，这苏家弟子现在所去的方向正是太元仙境的位置。”“你说什么？”雨婆婆失声道。南宫晴美眸中也满是惊骇之意，更不用说一众随行的神族小辈们了。这怎么可能？那苏家弟子莫非是真的找到了？风老，雨婆婆，那我等现在要怎么办？风老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喃喃道：“此处距离太元仙境还有些距离，现在只能期望的是，这苏家弟子不过是在吓我们而已，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诸天虚空，一座如同黑幕一般的遮天大阵将这残破的道域所笼罩，其中的一丝一毫气息都无法泄露出去。但哪怕是气息被隔绝，那残破道域内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已经化实，肉眼可见。苏家几位老祖看守于界外，操控着这座遮天大阵。三祖望着那被遮天大阵笼罩的道域，有些叹服地说道：“弟子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到底是怎么才能够提前知道此地会有一座仙骨遗迹出世的？”到现在他还有些不可思议。就在数日前，这残破道域内竟然爆起一股浓郁至极的恐怖气息，直冲云霄，似要破开苍穹。那是仙骨遗迹出世的气息，若非是再次提前布置遮天大阵，恐怕整个诸天都会知晓仙骨遗迹的出世。三祖眼中满是敬佩，有些激动地说道：“谁能够想到，这一破败数千年的道域之中，会有一整座仙骨遗迹啊！而现在知晓这个消息的，也唯有我们地族苏家。仙骨遗迹所带来的价值非同凡响，其中的灵气之充裕，光是在这里面修炼，都能够一日千里，突飞猛进。一族不仅仅只有我苏家知晓，还有神族南宫家之人。”二祖垂眸开口道：“弟子大人与南宫晴签订了约定，这么看来是弟子大人赢了，就是不知道为何弟子要特地放那个开启遗迹的小子进去。”一祖摇头：“弟子大人的想法不是我等能够揣摩的，我等的任务是守好这座仙骨遗迹，绝不容许任何人染指。”雨落，一道金色的流光降临于此地，紧随其后的是一众竞技神族之人。见来人，苏家老祖们脸色一喜，赶忙上前恭敬道：“弟子大人，您来了。”苏九哥微微颔首，他扫了眼前的遮天大阵，作为古阵，已经完美的隔绝了其中一切与外界的气息。苏九哥满意的称赞道：“做得不错。”转过身看着一脸匪夷所思错愕的风老，苏九哥淡淡的说道：“如何？现在相信了吗？”雨婆大感不好，急忙说道：“老头子，莫非太元仙境就在此地？”风老的反应已经回答了众人，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瞳孔放大，喃喃道：“怎么可能？”苏九哥眼眸细谑，开口道：“没什么不可能的，你们输了，这座仙骨遗迹现在属于我苏家了。”说到这，苏九哥顿了顿，转头看向一旁的雨宫晴，淡淡的说道：“包括你。”南宫晴娇躯一震，美眸满是震撼之色。丁，天命主角南宫哥心生畏惧，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观看许久的南宫哥心中翻江倒海，
更加忌惮这苏家弟子的手段。但同样的，能够见到南宫晴与一众神族小辈吃瘪，也不由心情大好，冷笑着想到：南宫晴啊，南宫晴，答应了这个要求，回族之后，我看你要怎么与父亲交代。如此至关重要的大事弄砸了，哪怕是身为嫡女，也极有可能被废除。不是必然。一祖大笑道：南宫家，要知道，可不仅仅只有你们竞技神族有能力找到仙骨遗迹，我族弟子手段可远不是二等能够想象的。风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开口道：弟子大人，可否让我看看那一记入口？苏九哥淡淡的说道：既然如此，那本弟子就让你彻底死心。一祖，带我们去那仙骨遗迹。一祖点点头，遮天大阵开启了一个细小的口子，从中所散发的气息无一不透露着其中的不凡。在一祖的带领下，苏九哥等人来到了之前叶圣所在之地，一片空阔茂密的草丛，眼前是一座神秘无比的漩涡，弥漫于整个道域的灵气便是从这泄露出来的。一祖来到苏九哥身旁，低声说道：弟子大人，按照您的吩咐，我们没有干涉那人的行动，只是在外提前布置好了遮天大阵。之前我让杨宇那孩子进去过一趟，的确是仙骨遗迹没错，不过唯有入圣境以下方才能够进入其中。仙骨遗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跟残破的道域没什么不同，那是仙古时期一整个道域的宝物，可将其理解为秘境。只是经过岁月的沉淀洗礼，其中的屏障早已经变得脆弱不堪，摇摇欲坠。实力太强者一进入便会影响崩灭整个世界。苏九哥眼神闪烁，哪怕是他也从未进入过仙古遗迹中。竞技神族众人在这一刻是彻底的坐不住了，真的是太原仙境的入口。想不到太原仙境竟然会在这么个残破的道域，这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秦姐与那位弟子大人的赌约输了。风老心中一瞬间出现了无数个想法，但时都被他抹灭了。苏九哥代表的便是一尊大帝，想要对他动手，南宫家还付不起这个代价。这座仙古遗迹的开启，竞技神族根本没有帮上一点忙，如今之计说什么也无用了。风老深吸一口气，一瞬间变得更加苍老了，看来只能回去了。想不到此次花费巨大代价来到诸天，不仅没能够从仙古遗迹中获利，甚至还把族女给赔进去了。他是真当不甘心，可面对如此强势的苏家弟子和一尊大帝，自己这点人还不够对方塞牙缝的。为今之计，只有返回神族之中，与族长和一众长老们商议，从长计议了。风老暗暗想到，雨婆婆心里一狠，望向苏九哥的目光变得不善了起来。传音道：老头子，此道域外有他苏家的遮天大阵存在，一丝气息也不会泄露出去，要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等直接出手，将那苏家弟子给生擒。风老被吓了一跳，立刻传音回应道：不可，先不说那苏家一族与我一样同为准帝，其他几组修为也根本不在你我之下，而且我能够感觉得到，在暗中有股气息正牢牢锁定着我等一众人，应该是先前那个家伙。雨婆绝不可在此地出手，否则我等都走不了。风老看了眼雨婆，接着说道：就让晴儿留在这吧，这太原仙境以这位弟子的性格，必然是要将其垄断的。我等先行回族，有晴儿在这苏家弟子身边，也可以随时传递消息过来。苏九哥自然是不知道风老与雨婆婆二人的交谈，就算是知道，恐怕也只会不屑的一笑带过。他不介意让父亲再出手一次，前往太古仙域灭了这竞技神族南宫家。风老下意识的看了看苏九哥，沉吟片刻后，恭敬的开口说道：弟子，这个赌约是我们南宫家输了，我等会信守承诺，这就离开此地。与其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苏家吃下一整个太原仙境，倒不如现在就返回族中再做打算。神族小辈们焦急与不解，他们不明白风老为何连争取都不争取一下。南宫晴低着头，满脸自责，都是因为我，南宫家才会损失一整个仙骨遗迹的。他甚至有些不敢回族，无颜面对父亲。此刻在他心里只有无尽的懊悔之意。苏九哥地眸闪烁，这个风老倒是个聪明人，你神族之人不远万里而来，就是为了这仙骨遗迹，这么轻易便放弃，当真甘心吗？苏九哥笑盈盈的调侃道。风老苦笑，哎，让弟子您见笑了，哪能不甘心啊？他肠子都要悔青了。这件事回族之后，我会亲自与族长大人说，只请弟子善待青丫头。苏九哥微微颔首，他扫了眼人群中的南宫哥，还有一旁内疚不已的南宫晴，不紧不慢地来到南宫晴身边，淡淡的说道：做本弟子的人很不开心吗？南宫晴一愣，随后仰起头，俏脸满是苦涩，勉强一笑，开口道：没有。见他那根小苦瓜一般模样，眉头都快拧到一起去了，还不忘保持笑容。苏九哥倒是觉得很有意思，眉头一挑，打趣的说道：呵，既然你如今都已经是本弟子的人了，那关于这仙骨遗迹一事，本弟子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给你个机会。南宫晴美眸一亮，绽放光芒，那般模样就是像是快要溺死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被苏九哥给死死的拿捏住了。弟子大人这是何意？莫非……苏九哥摆手，念你竞技神族之人大老远而来，实属不易，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仙骨遗迹本弟子允许尔等进入一探。说到这，苏九哥地眸微微眯起，接着道：当然也仅限这一次。什么？在场众多竞技神族之人听闻后大喜过望，脸上皆是露出错愕与不敢相信之色。南宫晴美眸异彩连连，满是感动与崇敬，激动的开口道：弟子大人，若是您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我南宫晴愿意一直为您效力。犯了如此大错，现在就这么回去，自己嫡女之位必然不保，倒不如留在这位苏家弟子的身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对于苏九哥，南宫晴心中早就颇有好感，本来他以为南宫家将无缘于这太原仙境了，想不到
在最后一刻竟然出现了转机，而且听这位弟子大人的意思，好像是因为自己的，这让他不禁浮想联翩。叮！天命女主南宫晴与天命主角叶盛单方面关联切断，天命主角叶盛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苏九哥咧嘴一笑，恩威并施，这是他最为擅长的手段，也是令人臣服、生不起一丝反抗之心的最快办法。看着一众面色激动狂喜的竞技神族之人，事实证明这么做没错。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实力与地位之上。若是叶盛敢这么做，恐怕早就被竞技神族给撕碎了。此时太原仙境之中的叶盛正在一处茂密的丛林中穿行，他望着一处方向，喃喃道：“找到了，应该就是这里了。”突然，他莫名身躯一顿，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莫名的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叶盛皱了皱眉头，重生前身为准地，只差一步便能登顶，这种感觉自然是不会凭空而来。叶盛，怎么回？为何最近总是有些心神不宁的？莫非是那冰凌寒交的原因？叶盛摇了摇头，暗暗想到：算了，不管这么多了。虽然重生后一系列事情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但好在曾经那些至宝所在的位置都没有变化。这几日下来，根据重生前的记忆，他在此地也收集到了不少宝物。距离诸天修士发现讨伐地族云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足够自己慢慢将曾经那些有名有姓的至宝给一一收集了。到时候这诸天修士进入时，只能跟在我叶盛屁股后面吃屁。一想到这，叶盛就暗爽不已，笑容一刻也没从脸上消失过。而另一边，风老与雨婆婆两人眼中满是惊喜，饶是他们也没有料到这一幕，像是生怕苏九哥反悔。风老赶忙说道：“弟子大人胸襟宽广，我神族真是自愧不如啊！若是弟子大人能够让我们一同进入，我神族必定倾尽全力协助弟子您。第一批进入仙古遗迹的人，无疑都能够收不菲，哪怕是无法垄断，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雨婆婆，老妪前些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弟子您，还请见谅。”苏九哥不在意的摆摆手，话里有话的说道：“哪里，是本弟子该谢谢你神族。这仙古遗迹中的资源能够容纳2位天命主角，可想而知其中的宝藏有多少。他可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让南宫哥与南宫晴跟随着一众神族之人回去了。”南宫晴俏脸有些潮红，这种一高一低的感觉，心情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甚至连看苏九哥的眼神都变了，那满是感激敬畏的眸光中还隐约夹杂着一些爱慕之意。苏九哥淡淡的说道：“好了，既然都到这了，那不进去看看怎么行？”语落，他便朝着通向仙古遗迹的玄武而去。对于仙古遗迹，苏九哥也是十分好奇。苏家几位老祖看着一脸感激的神族众人，心中对于弟子的手段更为佩服了。风老长吁一口气，喃喃道：“想不到啊，我神族竟然还有机会能够进入太原仙境之中。明明是我们输了赌约，这位弟子大人竟然还愿意让我等入内。雨婆，现在你知道你之前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了吧？”雨婆婆眼眸闪烁，点点头道：“无愧是大帝之子。”风老看向身后的众人，沉声开口道：“你们听好了，这仙古遗迹可并非一般的秘境，其中虽然机缘颇多，但也伴随着极大的凶险。进入之后，你们都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最好尽快会合。切记，若是有什么宝物是这位弟子想要的，尔等不仅不能出手抢夺，甚至还要协助这位弟子大人，知道了吗？”一众神族小辈听闻不乐意：“机缘各凭本事，凭什么我们还要帮他？”“是啊，太原仙境本就是我神族率先发现的。”风老声音寒了下来：“见到族女，一切都必须听清丫头的安排。若是谁让我知道了遗迹之中有谁得罪了弟子，回族后自然有得你们好受的。”他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在救他们。这群神族小辈平日目中无人的惯了，而那位苏家弟子可是神王境的修为，他们哪怕全部加起来，也不是苏九哥的一合之敌。得罪弟子，那不是找死吗？风老不断嘱咐后，这才看向一旁的南宫晴，说道：“晴，丫头，又要拜托你了。”南宫晴点点头，看了眼众人，没有注意到南宫哥那满是杀意怨毒的眼神。仙古遗迹之中发生一切，外界都不会知道，而自己可是斩元境5重，全场修为最高。南宫哥心里暗暗感谢着苏九哥，只要进入遗迹之中，他会让之前那群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一个也跑不了。想到这，南宫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南宫晴：“还有你，南宫晴！”在众人进入太原仙境前，为了方便寻找，苏九哥特地在南宫哥与南宫晴两人身上留下了一个标记，一抹白色的光芒闪烁。苏九哥与至尊神吼出现在了空中，朝着下方望去，那是一片杂草横生、树枝茂密的森林。这里的古树不知存在了多少年，高大茂盛，遮天蔽日，枝干纵横交错，有些许阳光透露了进来。千万年的酝养，周围生长的都是许多外界极其罕见亦或是从未见过的灵植。刚一进入，苏九哥便感觉自身被包围在一片灵气之海当中。至尊神吼似乎十分喜欢这里的环境，发出欢悦的吼叫，与生俱来莫大的威压惊起了许许多多的模样怪异的鸟兽。苏九哥微微一怔，雾雨鸦、玄青鸟、古墨，这些皆是唯有古籍中才有记载的太古妖兽。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眸光微亮，不禁喃喃道：“这便是传说中的仙古遗迹吗？当真是不同凡响。这么多日下来，想必我们的天命主角也收获不菲吧？是时候去收取一波物资了。苏九哥，系统给我叶盛的位置。”叮！苏九哥乘坐上了至尊神吼，化作一道金色神芒，朝着一处方向前去。太原仙境，叶盛从一处幽寒的潭泉之中一跃而出，吞噬神体，贪婪地将这座灵泉之中所有的天地灵气给吸收。一抹黑色的光芒从眼中一闪而逝，一拳轰出，轰隆隆，
眼前的一大片茂密的树木，犹如排上岛海一般，寸寸断裂，轰然倒地，漫天晨雾扬起。叶盛看了一眼寒潭一旁那一具庞妖蟒尸体，那妖蟒通体湛蓝，层层鳞片十分的有光泽，只不过在其身躯上有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血窟窿，热腾腾的鲜血横流，看上去刚死不久。若有人在此，定会惊呼这是诸天之中早就灭绝已久的妖兽——冰灵寒蛟，拥有一丝霜寒祖龙血脉，其体内的玄经更是天生便拥有绝寒大道的气息。叶盛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磅礴的真气，状态前所有为的良好。他直接取下冰灵寒蛟头颅上的那枚晶莹剔透、天青蓝色的玄经。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叶盛眼神微眯，望向了那冰灵寒蛟的有些咕隆的腹部。这是叶盛一拳轰去，直接破开了冰灵寒蛟的腹部，血肉炸开，血水夹杂黏糊糊的液体从中流淌而出。在那冰灵寒蛟的腹部当中，竟然是一颗颗已经破损的寒蛟蛋，在其中唯有一颗光滑如玉、上面布满神秘纹路的蓝色寒蛟蛋保存完好。叶盛瞳孔一缩，显得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冰灵寒蛟蛋，这怎么可能？重生之前，自己可从未注意到这头冰灵寒蛟竟然怀孕了。”他一时间大喜过望，不顾那些黏糊的液体，直接从其中取出那颗冰冰凉凉、散发着特殊气息的寒蛟蛋。冰灵寒蛟作为太古妖兽，成年便是圣人境，更有希望血脉返祖，冲击至尊乃至准帝，极具培养价值。曾经的我不过藏海境，在此地九死一生，才勉强击杀了这头重伤的冰灵寒蛟，甚至为此损失了吞噬神体本源之力。当时体力不支，再加上境界低微，这才没有注意到这寒蛟蛋的存在，错失一大机遇。而如今吴叶盛早就今非昔比，远超从前，想不到再来一次，竟然还有意外收获。叶盛抱着那枚寒蛟蛋，此刻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狂喜，放声长笑道：“哈哈哈！我叶盛果然是真正的天选之人。这寒天灵潭冰灵寒蛟只不过是第一步。”叶盛瞳孔的光芒愈发于的骤亮，霸气侧漏的大喝道：“重活一世，这是我叶盛要成帝，谁敢与我争锋？”手中的寒蛟蛋忽然剧烈的颤抖了起来，像是在回应。叶盛见状，低头笑着喃喃道：“你也相信我叶盛会成帝吗？放心，跟随我，我会让你血脉返祖，与我一同傲视这9天10地。”就在叶盛满腔热血，抒发豪情壮语，甚至已经脑补出自己踏立着一头通体湛蓝、气息如渊、霸气侧漏的寒霜祖龙遨游于天地的画面时，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天空中一轮金色的太阳突然重重的落于地面，狂风与浓浓的威压卷起。叶盛站立不稳，像是感受到了莫大的恐怖，怀中的寒蛟蛋抖动得更为剧烈了。怎么回事？待浓雾散去，金色的身影浮现，苏九哥正坐于威武凶猛的至尊神吼之上，金色的长发飞扬，气息恐怖超绝，耀眼不凡，如神似魔。看着下方的叶盛，苏九哥俊美妖异的脸庞满是玩味之色，笑着开口道：“你想要成帝？巧了，我也想。苏家弟子。”叶盛一瞬间整个人魂都要被吓没了，眼睛瞪得老大，满脸错愕与难以置信之色，表情跟见了鬼一般，就连声音都打颤了起来。苏九哥笑盈盈的帮他补充道：“苏家弟子。”叶盛脑袋都是懵的，无数疑惑出现在他心中，这里不是太原仙境吗？为何苏家弟子会出现在这？这跟记忆中的根本一点也不同啊！他浑身冰凉，一时间手脚发软，不知道说些什么。苏九哥随意的打量了一眼叶盛，姓名叶盛，身份天命主角，瀚海圣宗亲传弟子，年龄20，性格狂妄、隐忍、坚韧，境界道宫境9重，体质吞噬神体，功法古罗帝经、大轮灭日诀、撼天掌、瀚海天经，宝物起源集、岁月轮残、九转轮盘、冰灵寒蛟蛋、冰灵玄经、杨叶草、苍冥珠果，生平经历准帝重生，当前气运值17000。苏九哥眼眸一亮，道宫境9重，看来自己先前嘱咐瀚海圣宗宗主蔡旭坤多加照顾这位天命主角没有错。如今的叶盛不光是激活了吞噬神体，修为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无论是功法还是宝物都多出了不止一点。苏九哥满意的点点头，看着一脸恐惧至极的叶盛，淡笑着说道：“怎么在这里见到本弟子，很意外吗？”叶盛很快便反应了过来，眼眸闪烁，脑海飞速旋转，构思着现在的情况。自己不过是瀚海圣宗一微不足道的弟子，当日在苍秦道域内，这位苏家弟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两人现在没有任何仇怨。虽然心中有1万个疑问，为何苏家弟子会出现在这，但这都不是自己该多考虑的。叶盛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寒蛟蛋，十分冷静的直接抱拳低头道：“瀚海圣宗宗主亲传，叶盛见过弟子。”苏九哥眼神微眯，不紧不慢的缓缓说道：“我见过你。当日在瀚海圣宗时，本弟子便感受到了一道充满杀意的目光。如果本弟子猜的没错，那人应该就是你吧？”叶盛瞳孔一缩，再没了最初的自然，眼中满是惊骇之色。什么？原来这苏家弟子那时就已经发现了。与此同时，苏九哥坐下的至尊神吼张开血盆大口，朝着他咆哮一声，巨大的气流冲口而出，那地上的寒蛟蛋顿时颤抖不已，竟然自行滚动到一个小角落，瑟瑟发抖。哦，寒蛟蛋！苏九哥感到有些好奇，他扫了一眼那寒蛟蛋，冰灵寒蛟蛋，性别雌，状态血脉返祖5%，当前孵化进度10%。血脉返祖，苏九哥觉得有些意思。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这冰灵寒蛟好像拥有一丝寒霜祖龙的血脉吧？看
看着那头冰灵寒蛟的尸体，腹中其余蛋都已经破碎，想来应该是独存的这枚寒蛟蛋吸收了那些破碎之蛋的养分，这才血脉返祖。而对面叶盛满头大汗地说道：“想必弟子当日是看错了，弟子神威，在下瞻仰都还来不及。再者说，在下不过一普通的道宫境小修，弟子大人您乃绝世天骄，我怎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苏九哥作为弟子，那与生俱来的气势与其坐下的至尊神吼，给人威慑力十足。哪怕是叶盛，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位绝非他任何所见之人能够媲美。现在的他只想快点逃离此地。苏九哥听闻淡笑道：“原来是这样吗？小修，你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修，以一个道宫境的修为便能够进入这仙古遗迹当中，可真是不一般啊！”叶盛浑身冰凉，赶忙说道：“弟子大人，在下不过是偶然之间误打误撞的进入此地，此地难道不是什么普通的秘境吗？”他装傻充愣的说道。重生前身为准帝的他知道，因为一点是杀人夺宝者不计其数，连他也做过不少。眼前这位弟子若是真的怀疑自己身上有什么宝物，对自己出手，那就大可不妙了。苏九哥见低着头故作疑惑的叶盛，眼眸中笑意更浓了。这天命主角倒是聪明，摆手说道：“行了，本弟子也不在意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身边那个可是冰灵寒蛟的寒蛟蛋？”苏九哥直入主题的说道。他也没有问一个道宫境的修士是如何能够击杀一头成年的冰灵寒蛟的。叶盛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喜色，既然这位弟子没有杀人夺宝的念头，那一切可就好办了。叶盛赶忙将那枚寒蛟蛋抱起，双手呈上，模样卑微不已的恭敬说道：“这是在下偶然间经过此地，发现一头已经死亡的冰灵寒蛟尸体，从其腹中所得到的。本想带回去好好培养，可既然弟子大人您来了，在下愿意将这枚寒蛟蛋献给弟子大人您。”说到这，像是想到了什么，叶盛也一并将那枚冰灵玄晶也拿出，一脸敬畏的说道：“还有这冰灵玄晶，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是主动献宝者，这般模样简直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一道清风拂过，直接将叶盛手中的那颗寒蛟蛋以及冰灵玄晶托起漂浮在苏九哥身前。苏九哥随意的看了一眼，也没有拒绝，而是将其直接收下。叮！天命主角叶盛损失天命灵兽，气运值损失2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0。叮！天命主角叶盛损失冰灵玄晶，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面对如此谦卑献宝的天命主角，苏九哥面色平静，淡淡的说道：“你倒是个聪明人，既然如此，那本弟子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叶盛一脸憨态可掬的笑容，但心中早就涌出一股股屈辱之意。该死的，煮熟的鸭子飞了，这换谁也不可能好受。可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虽有着重生前的记忆，但自己如今的修为只不过是道宫境，唯一的底牌便是那件神物岁月轮了。面对眼前这位来历大的可怕、实力深不可测的苏家弟子，能不得罪，那自然是最好不过。叶盛有些讨好的说道：“天地至宝，能者居之，这2件宝物对我来说得到了反倒是祸，也唯有像弟子大人您这般耀眼无双、身份尊贵的天之骄子才能够享有。反正拍马屁又不要钱，在生死面前，叶盛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心里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迅速变强的决心。唯有这样，才不用看他人脸色。”被叶盛一顿吹捧，苏九哥面色毫无波澜，令人看不出在想些什么。沉默了半晌，悠悠开口道：“误打误撞进入仙谷遗迹，倒是个走运的家伙。我问你，你进入此地多久了？本弟子可不喜欢被人欺骗。”苏九哥直视着叶盛，仿若一个不好便会将他捏死。叶盛身躯一僵，面对苏九哥的审问，不敢有所隐瞒，只能老实的说道：“弟子大人，原来这里竟然是仙谷遗迹吗？不瞒弟子大人所说，在下进入此地也有6、7天的时日了。”苏九哥眉头一挑：“7日，想来所获应该颇丰吧？”叶盛呼吸一滞，他如何能不听不懂苏九哥话里的意思？收获颇丰，这就是在问自己，这7日来所得到的宝物应该不少吧？叶盛的脸色立刻难看了下来。这7日里，他的确是得到了不少诸天没有的天才地宝，可谓是盆满钵满。可自己明明都已经将寒蛟蛋与冰灵玄晶交给他了，这苏家弟子还是不依不饶，这不是强盗吗？叶盛挤出一丝笑容，开口道：“弟子大人，您说笑了，其实也没有很多。”他大手一挥，一连将储物界之中近几日所得到的宝贝全部都展露了出来。岁月轮藏匿在他的识海深处，他自然是不用担心会被苏家弟子所发现。满地的天才地宝，琳琅满目，一经出现便散发出浓郁的天地灵气。杨叶草、苍冥珠果、离凤角、天蚕丝。杨叶草、苍冥珠果乃是炼丹不可多得的特殊药引，而离凤角、天蚕丝更是炼制法器的重要材料，无疑不是珍贵无比的好宝贝。苏九哥差点都要笑出声了。好一个寻宝鼠，这些东西自己虽然不缺，但是不能不要啊。毕竟无论是使用还是拿去回去返还反派值，都是不错的选择。苏九哥壮若不惊地将这些日来叶盛辛辛苦苦搜集到的宝物，全都装进了储物界之中。系统的声音不绝于耳。叮！天命主角叶盛损失气运值50。叮！天命主角叶盛损失气运值50。见宝物被苏九哥拿去，叶盛眼睛都要红了，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握紧双拳，浑身颤抖。自己辛苦搜集的宝贝，像是个工具人一样都给别人拿去了，哪怕是准帝也差点到心失衡。一朝回到解放前，忍，我要忍。叶盛紧紧咬着牙冠，深吸一口气，抬头看着心情不错的苏家弟子，放心了下来。自己几乎所有的宝贝都给你了，这下你总可以放我走了吧？苏九哥，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叶盛一愣，回弟子大人，我叫叶盛。
苏九哥微微颔首，喃喃道：“叶圣，不错，本弟子记住你了。这仙古遗迹中宝物可不少，能够进入此地，也算是你的机缘福泽，好好把握吧。”说完，苏九哥拍了拍坐下的至尊神吼，大笑一声，直接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朝着苍穹潇洒离去，只留原地萧瑟的叶圣在风中错愕。他的心在滴血，机缘，自己这7日来到机缘，除了已经服用的，几乎全都被这王八蛋给夺取了。叶圣痛恨不已的跺了跺脚，一拳轰出，轰隆隆，发泄着心中的愤怒。可恶，可恶啊！想我叶圣身为准帝，一世英名，想不到竟然被那苏家弟子当了黄雀。叶圣双目赤红，如果说舒儿的死让自己记住了苏九哥，那么今日这一事可谓是真真正正彻底痛恨上对方了。夺人机缘者，犹如杀人父母，这个仇我叶圣一定要报。叶圣恨恨道，他目光闪烁，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好在自己的底牌岁月轮没被夺去，而且那些天才地宝相比起那几件至宝根本就不值一提。只是让他疑惑的是，苏家弟子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是太原仙境已经被外界开启了吗？叶圣眼神闪烁，自顾自的喃喃道：“不可能，这个时间地族云家应该才刚刚与南宫家合作的，莫非是因为受到自己重生了的影响？世间最为玄奥的便是命运与因果。”叶圣望着一处方向，看来要加快速度了。就在这时，身后的树林中突然传来了神族小辈们的声音，刚刚就是这里传来的吼声，此地一定是有什么至宝出现，我们快去看看。还有人？叶圣心里一惊，他立刻运转古罗地经，藏匿于一棵参天大树之上，敛藏气息，暗中窥视着下方的一众神族小辈。竟然是南宫家的人！叶圣眼神一亮，正好抓几个南宫家之人问一问，外界之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此刻至尊神吼之上，苏九哥正打量着那颗含胶蛋，既然是天命主角的天命灵兽，那怎么也不会差吧。他敲了敲那颗含胶蛋，含胶蛋像是十分惧怕一般，一股脑的想要逃跑。见此一幕，苏九哥咧嘴一笑，还挺有灵性的。苏九哥眯着眼威胁道：“再跑就把你煎了吃了。”神王境的修为笼罩于那颗含胶蛋，顿时含胶蛋变得安分了不少，一动也不动。这颗含胶蛋血脉返祖，有一丝可能能够返祖成为双含祖龙，那可是不弱于至尊神吼的神兽。听说至尊神吼与祖龙结合，有几率诞生出龙獒那般通天异兽，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苏九哥想了想，拍了拍至尊神硕大的脑袋，笑着说道：“我给你找个媳妇怎么样？”坐下的至尊神吼突然浑身一抖，十分不满地发出低吼声。苏九哥也不管他同不同意，开口道：“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颗含胶蛋立刻孵化？”叮，回宿主，系统商城中祖龙精血能够直接孵化，有极小概率直接返祖成为寒霜祖龙，需要反派值2万。这么贵？苏九哥傻了，他看了看那枚含胶蛋，犹豫了一会后说道：“有没有便宜点的？先不说他没有那么多反派值，就算是有了，也不一定会因为这未知数花费。如果是100%能够返祖成为寒霜祖龙的话，苏九哥倒是会考虑一下。系统有没有更便宜点的？”系统吃换血灵丹，服用能够提升唤醒妖兽潜在血脉的神丹，需要反派值5000。天青蜕液，退龙池中凝聚的池水能够纯净血脉，加速孵化，需要反派值1000。就它吧。天青蜕液，苏九哥毫不犹豫地说道：“该省省，该花花，反派值要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刀把子上。一枚含胶蛋而已，又并非什么天地神兽蛋，凑合着用就得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刚刚好像听到了系统的不屑声音。苏九哥，系统，你刚刚是不是笑了？没有呢，亲。叮，恭喜宿主兑换天青蜕液成功，消耗反派值1000。一瓶青色的小瓶出现在了苏九哥手中。苏九哥打开瓶口，里面流淌着的是赤红色的液体，那液体充斥着一股狂乱暴力的力量，不断漂浮起一个又一个的气泡，灼热无比。天青蜕液，要知道系统的东西，哪怕只消耗了1000反派值兑换的，在外界当中也是极为不凡的宝物。那枚含胶蛋在感受到这股气息后微微颤抖，有些畏惧又有些渴望的滚到苏九哥身前，一道软软糯糯还有些含糊不清的神念传来：“我给吃。”苏九哥一怔，随后拍了拍这含胶蛋，但笑道：“怎么现在就不怕我了？仅仅是一头冰灵含胶蛋而已，对别人来说或许会费尽心理培养，可在身为弟子的苏九哥眼中，潜力还十分有限。若非是叶圣的天命灵兽，苏九哥也不会为其消耗如此庞大的反派值。机会本弟子给你了，后面就看你自己造化了。”苏九哥将那瓶天青蜕液朝着含胶蛋倒下，花了本弟子这么多反派值，不争气的话就当口粮吃了。一道粘稠灼热的液体缓缓流淌而下，落在含胶蛋上。滋滋，湛蓝色晶莹的含胶蛋蛋壳上瞬间氤氲起白色的雾气，狂暴的天青蜕液被其所吸收，蛋身一下子变得通红了起来。苏九哥脸色有些古怪的喃喃道：“不会是熟了吧？”让至尊神吼随处找了个地方落下，一处寂寥荒古的茂密丛林，随着至尊神吼落下，金色磅礴的恐怖力量将周围的参天大树给清空。苏九哥观察着含胶蛋，含胶蛋的孵化面板在急速增加。冰灵含胶蛋，性别雌，状态血脉返祖6%，当前孵化进度45%，血脉返祖只增加了1%，倒是孵化进度加快了不少。苏九哥看着那枚散发着微弱光芒的含胶蛋，眼神闪烁。吼！一道道冰凉摄人的兽吼声响起，在周围丛林深处，密密麻麻猩红嗜血的兽瞳发亮，正觊觎贪婪地盯着那枚含胶蛋。因为天青蜕液的原因，再加上含胶蛋对妖兽来说本就是大补之物，
仙古遗迹中的妖兽们自然都是随着气味而来，其中不乏有着入圣境级别的恐怖妖兽。之前疏忽已改，仙古遗迹至多只能进圣境，可又碍于至尊神吼那来自血脉上压制的气息，不敢上前，只能隔在远远之外，口中不断流淌着唾液。苏九哥像是没有看到围绕在周围的森森目光一样，面色毫无波澜，含胶蛋内的生命气息变得越发越的强烈。忽然，咔的一声响起，蛋壳上布满了裂纹，随着一片蛋壳的落下，一只天青色的小脚破了个口子露了出来，浓郁的灵气一出，一条软趴趴、看上去晶莹剔透的蓝色小蛇从中钻了出来，瞳孔犹如蓝宝石，带着对世间一切的好奇与渴望。至尊神吼匍匐在地上，有些无趣的斜睨了幼年冰灵寒娇一眼，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蓝色小蛇灵活无比，刚一诞生便拥有宁海境的修为，漂浮在空中，在其所游动过的地方，皆是凭空浮现出一层微薄的细冰。大道之力。当看到苏九哥和至尊神吼时，这熟悉的气息让蓝色小蛇吓了一跳，眼珠子咕隆转了一下，立刻化作一道蓝色的光芒，想要遁逃。苏九哥眉头一挑，失笑着说道：“还想跑？”只见他缓缓一抬手，那蓝色小蛇顿时在空中动弹不得，不断的甩动着头和尾巴，想要挣扎。苏九哥一把将其抓在手掌，仔细打量着这刚刚诞生的冰灵寒蛟。与之前那头冰灵寒蛟不同的是，它额头上有着一颗青色的小角，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能够看见在小蛇身上有一层细薄的鳞片。冰灵寒蛟，血脉返祖10%，又长了一些。苏九哥看着在手中挣扎不已的蓝色小蛇，嘴角含笑，笑眯眯的抬起右手，啪，伸手一弹，直接将这幼年冰灵寒蛟弹的是晕头转向，晕乎乎的。苏九哥，小东西，得了好处还想跑？那可不行，以后你就叫1000了。苏九哥起身，随手将1000朝着至尊神吼扔了过去。神吼，1000先放你那。苏九哥打算等仙古遗迹结束以后，让1000跟着南宫晴，这样他炼丹的时候也不会太无聊。至尊神吼会意，张开那宛若深渊一般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朝着幼年寒蛟迎接而去。这可直接把蓝色小蛇吓得半死，竟然浑身一直被吓晕了过去。一道漆黑的光芒闪过，蓝色小蛇就这么消失在了至尊神吼口中。作为天地神兽，至尊神吼有着类似于饕餮腹中自藏一方小世界的特性。在扔完1000后，苏九哥很快就后悔了，看向像是在咀嚼的至尊神吼，他忽然间忘了自己是不是没告诉至尊神吼，这小东西不能吃啊。苏九哥松了口气，好在至尊神吼没将1000给吃了，不然自己这1000反派之可就要打水漂了。苏九哥将那枚冰灵玄晶给拿出，大道之力，这正是自己现在所需要的。正准备摄取其中那绝寒大道的大道之力时，千里之外的密林中突然响起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轰隆隆，天边冒起浓浓烟雾。苏九哥地眸微眯，朝着那处方向看去，神王境的神识很快便感受到了那处地方的能量波动，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竟然是南宫哥与南宫晴两人。苏九哥眉头一挑，起身喃喃道：“想不到这么快就撞见了。”仙古遗迹的北边，叶盛穿梭在丛林之中，脸色有些焦急。通过那几个神族之人口中得知，如今这太原仙境竟然是被地族苏家所垄断了，跟记忆中的地族云家完全不同。他就说为何苏家弟子会出现在此地，好在苏家想要霸占整个仙古遗迹的资源，进入此地的暂时也只有苏家弟子一人与一众神族小辈而已。这么说来的，晴儿也提前进入了。叶盛喃喃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与晴儿的相遇是否也会改变？众生前自己第一次见到晴儿时，对方不知遭到了什么原因，身受重伤，晕倒在自己怀里。直到过了很久，叶盛才知道，晴儿那日是被一不知名的戴面具黑衣修士所偷袭。据他所说，那可能是他南宫家的本族之人，因为那黑衣修士用的正是南宫家的功法。如果接下来的走向也因此改变，晴儿没有重伤的话，那该怎么办？这种无法掌握局面的被动感，一想到这，叶盛就有些烦躁不已。突然，正前方之处传来一声炸响，轰！怎么了？叶盛身躯一震，赶忙朝着前方而去。他隐匿在暗中，当看到下方对峙的二人时，瞳孔一喜，惊讶万分。晴儿，不过很快他便冷静了下来，因为晴儿对面之人好像不怀好意的样子。此时，南宫歌手持震天图，黑漆漆的一片笼罩于整个场地，带着恐怖磅礴的气息隆隆压下。南宫歌面色疯狂，眼神凶狠地盯着对面口中喋血的南宫晴，狞笑道：“南宫晴，想不到这么快就让我找到你了，真是天意如此啊！”南宫晴俏脸苍白，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气息虚弱无比，美眸中满是错愕的愠怒，娇斥质问道：“南宫哥，你这是要做什么？”一众神族之人进入此地，被传送于各个方位。他第一个找到的便是南宫哥，却不想这个素来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兄长，竟然在背后突然偷袭自己，让自己身负重伤。做什么？南宫哥大笑一声，眼中满是痛恨之色，冷声开口道：“这不已经很明显了吗？南宫晴，今日这仙古遗迹便是你的葬地。”南宫晴呼吸一滞：“为什么？我们可是同族之人。”当听到这句话时，南宫哥瞬间变得暴躁无比，一身气息摄人，双目赤红地盯着他，那目光仿佛要将其给吞噬。同族之人，当你将我母亲的遗物交给那苏家弟子之时，你可有想过我们是同族之人？你早就该料到这一天。我南宫哥从小便一直顺从于你们，无论是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可你们呢？仗着自己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欺凌于我，
到最后竟然还打我母亲遗物的主意。说到这，南宫哥一拳朝着一旁轰出，轰隆隆，一大片树林被击倒。南宫哥咆哮道：“你们根本就不明白那件玉佩对我的重要性！一群目中无人、欺软怕硬的废物，除了身份、论实力、论天赋，你们有哪一点比得过我南宫哥？我南宫哥身为黄天神体，天赋不俗，仅仅因为我是庶子，便遭受如此不公。你们都罪该万死！我要将曾经那些欺凌我的人全都杀了！”像是积压数十年的怨恨在此处倾泻，哪怕隔着老远，也能感受到南宫哥心中那庞大的怨恨。南宫晴娇躯一震，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向怯懦软弱的兄长竟然会说出这些话，美眸中满是震撼，大声道：“南宫哥，你难道忘了你姓南宫？南宫家的族规你都忘了吗？什么狗屁南宫家！”南宫哥大吼：“在你们眼中，我南宫哥不过只是一条令你们随意玩弄发泄的狗。”说到这，南宫哥情绪激动，浑身颤抖了起来。呵呵呵呵，总有一天，我南宫哥必将翻你们南宫家，就先从你这个贱人开始。言语森冷，充斥着滔天的杀意。南宫晴浑身冰寒，像是重新认识到眼前的兄长一般。此刻南宫哥所带给他的只有疯狂与暴力。他知道眼前的南宫哥无论与他说什么，对方都听不进去了。神木灵体本身恢复速度就极快，再加上自己所修炼的一门名为木春养魂术的恢复类神通，这段时间里，南宫晴也勉强稳固住了自己的伤势，从储物戒之中取出几枚疗伤圣药，吞服了进去，俏脸冰寒地说道：“若是风老与婆婆知道了这件事，你可知道后果？”南宫哥眼中满是戏谑，像是看一头困兽一般，狞笑道：“你觉得他们会知道吗？仙骨遗迹本就是机缘伴随着风险，到那时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已经遭到不测陨落了。”南宫晴，哼，你觉得风老会相信你的话？南宫哥盯着他看了好一会，突然笑了起来，哈哈哈。南宫晴，我知道你的神木灵体，你说这么多，无非就是想偷偷恢复实力而已。别说是你现在的状态，哪怕是你巅峰时期，斩元境1重的修为，你觉得会是我南宫哥的对手吗？雨落，南宫哥一身斩元境6重的修为释放，朝着南宫晴压了过去。万皇神功运转，空中那庞大的震天图将周围封锁，根本不打算给他一丝一毫能够逃生的机会。紧接着，一道十字神通骤然而出，石罗印，不好！晴儿，隐藏在暗中目睹一切的叶圣剑此差点忍不住出手，他目光闪烁地盯着南宫哥，强按下自己心中的情绪。此人修为乃是斩元境，自己除非使用岁月轮，再靠着吞噬神体强大的续航能力，否则根本不是此人的对手。晴儿身为南宫家族女，手段可不只有这么一点，正愁没有机会接近晴儿，自己要忍，忍到晴儿实在是撑不住的时候再出手，到那时方才是斩获晴儿好感的最好的时机。叶盛暗暗想到，重生一世，他必然要让晴儿对自己刮目相看。南宫晴俏脸惨白，这磅礴的力量根本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够抵挡的。他咬了咬牙，强撑着已经受伤的身体，御出一道绿色的屏障，蛊火玄功，神木盾，两者相撞，轰！神木盾瞬间破碎。南宫晴脸色一变，身上的地冰缥缈仙裙立刻闪烁起一道神芒，消弭了这石罗因剩余的余威。地冰，南宫哥眼神满是杀意，冰冷地说道：“看来父亲还真是疼爱你啊，连这件缥缈仙裙都给你了。同样是父亲的孩子，为什么父亲会如此偏心于你呢？凭什么？”南宫哥妒火中烧，极度不已地吼道。他动了，像是一头洪荒猛兽，速度极快地朝着南宫晴冲来，通体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气血汹涌澎湃，眼中满是杀意。若非是你们苦苦相逼，我南宫哥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给我死吧！南宫晴脸色凝重，他知道身怀黄天神体的南宫哥最为强大，便是那恐怖至极的肉身之力。若是被其近身，那么必然十死无生。轰！一道青色的恐怖火焰熊熊燃烧而起，朝着南宫哥涌去，试图将其阻挡。天地一火，青骨苍焰。与此同时，周围的大地上忽然涌出一条条满是荆棘的藤蔓，将南宫哥的身躯牢牢锁死。苍灵腹，漫天的青骨苍焰将其包裹，配合苍灵腹燃烧的更为炙热了。南宫哥直接化作了一个火人，在这股力量之下，一般人恐怕瞬间就被烧成灰烬了。南宫晴脸色一喜，成功了吗？就在南宫晴暗喜之时，在其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黑衣男子。黑衣男子戴着铁面具，形如鬼魅，暗中的叶盛见此，瞳孔猛地一缩。还有人？这怎么可能？此人究竟是从何处冒出来的？哪怕是他也没有反应过来，这突然出现的黑衣男子。只见那黑衣男子缓缓抬起手，叶盛直接心肺停止。来不及了！当黑衣男子动用神通的那一刻，这磅礴的气息流出，竟然是一位神王境的强者。一掌拍出，嗡！缥缈仙裙自主防护亮起，可哪怕是地冰，也只能够保证南宫晴肉身不被拍碎，但也避免不了其中的震荡。轰隆隆！南宫晴的娇躯直接飞出，五脏六腑都差点被震碎，口中直接吐出一口鲜血，美眸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噗呵！南宫晴重重地撞击于地面，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神木灵体也难以恢复如此重的伤势。南宫晴直接昏死了过去。青骨苍焰的火势一瞬间消散，从中传来了南宫哥疯狂的笑声。结，没想到吧，南宫晴。南宫哥的身影出现，他甩了去了衣袖上的最后一丝火焰，整个人毫发无伤。黑衣男子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南宫哥表情疯狂地大笑道：“隐忍数十年，这可是我偷偷炼制许久的魔魂师。”南宫哥朝着南宫晴的方向走去，
感受了一下他体内那微弱的气息，眉头一挑，哦，这都没死，不愧是防御类地兵。南宫哥缓缓抬起手，准备给予南宫晴最后一击。暗中的叶盛瞳孔满是挣扎之意，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出手。一尊神王境，再加上南宫哥本身的实力，自己哪怕是动用前世准地的手段，也必然身负重伤，代价根本不是现在自己所能够承受得起的。要不算了吧，叶盛自我安慰道。结束了。南宫哥眼神微眯，手中凝聚一股可怕的力量。石罗印。就在这时，一道气息恐怖的圆形日轮龙照着金色的神芒，朝着南宫哥轰来。愤怒至极的咆哮声响起。住手！我不允许你伤害晴儿。在经历不断的思想斗争过后，叶盛终于决定出手。他已经失去了舒儿，永失遗爱。若是再失去晴儿，那可真就成孤家寡人，一无所有了。上次是面对身后站着一尊大帝的苏家弟子，而这一次不过是一神王和斩元镜而已。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这一次叶盛决定不顾一切出手相救。底牌尽出，叶盛双目赤红，浑身气息都在燃烧，吞噬神体在这一刻催发到极致，消耗着本源之力，犹如鲸吞一般，不断吞噬着周遭的所有力量。参天大树一瞬间变得干瘪枯萎，天地灵气化作漩涡一般涌入叶盛的体内。道宫境9重的修为竟然蹭蹭直上，犹如一尊神王，朝着南宫哥轰击而来。敢伤害晴儿者，死！南宫哥眼皮一跳，猛地回头看去，紧皱着眉头。道宫境，你是何人？叶盛没有回答他，而是催动着磅礴的力量，势必要将其击杀。这是2个天命主角的战斗。与此同时，叮！天命主角叶盛与天命主角南宫哥决斗。天命主角叶盛燃烧本源，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叮！天命主角南宫哥身受重伤，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苏九哥愣了愣，这2个天命主角这么快就打起来了？耳旁不断响起获取反派值的声音。虽然早就料到因为南宫晴的原因，2个天命主角终将会有对立的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地眸闪烁，2个主角自己内斗，这不比自己动手要轻松？斗吧，斗得更激烈一点，到最后自己直接一箭双雕都给嘎了。一想到这，苏九哥就不由得心情大好，拍了拍坐下的至尊神猴，但笑着说道：快一点，这可是一出好戏，看看我们这2个主角究竟怎么样了。南宫哥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之色。他死死地盯着叶盛，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就像个疯子一样突然动手。而且最奇怪的是，他明明不过是道宫境的修为，竟然能够在魔魂师下毫不逊色。身怀黄天神体又是天命主角的南宫哥，自然是不会那么轻易被人越级击伤。可他不知道的是，叶盛不仅与他一样，更是准地重生，开局便自带2万气运值的天命主角。南宫哥不过9000的气运值，在手段尽出的叶盛面前，自然是还不够看。南宫哥，你这个疯子，我都从未见过你，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对我动手？叶盛保护在昏迷不醒的南宫晴身前，动用吞噬神体本源的他，现在的状态也很不好受，七窍流血，整个人摇摇欲坠。叶盛迷恋地看了一眼南宫晴，转头恶狠狠地盯着南宫哥，霸道至极地说道：你不需要知道，有我叶盛在，绝不容许你伤害晴儿一根毫毛。此刻的叶盛是多么希望晴儿是苏醒的状态，自己这般神威，奋不顾身地出手舍命相救。晴儿见到了，一定会爱上自己吧？叶盛暗暗想到。叶盛，南宫哥脸色不善，莫非是南宫晴的倾慕者？可他又是如何进入到这太原仙境的？心中百般不解。他南宫家也就这一次从太古仙域中出来，南宫晴到底是何时有着这样一个倾慕者？不过南宫哥也懒得多想，而是声音冰冷，眼中充满着杀意说道：南宫晴必须死，谁也拦不住我，我不管你是谁，一个区道宫境不过仰仗着一些见不得光的小手段而已。若是让南宫晴活着将此事告知了风老与婆婆，那等待自己的必然是南宫家的追杀令，无处遁逃。所以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了南宫晴。今日敢挡我者，那就跟这贱女人一起去死吧！魔魂师，南宫哥咆哮一声，他与魔魂师一同动身，朝着2处方向围绕着叶盛而去。叶盛脸色凝重万分，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斩元境的南宫哥尚且有一战之力，但那具神王境级别的魔魂师绝非是那么好对付的。叶盛不敢大意，祭出宗主蔡旭坤交给自己至尊级法宝9转轮盘，金色的光芒闪烁，一轮布满荆棘的轮盘抵御在身前，飞速旋转，撕裂着空间。撼天掌！叶盛大吼一声，全力运转着古罗地经，紧接着拍出一记擎天的掌印。只要击败操控之人，这具神王境的傀儡便不足为惧。南宫哥冷笑一声，轻易便看透了叶盛的想法，大声道：魔魂师，给我拦住他！魔魂师瞬间出现在那撼天掌印之前，以强大的肉身之力直面这恐怖的神通。轰隆隆！南宫哥从漫天晨雾中冲出，目标明确，直面地上的南宫晴而去。黄天神体散发着金色的神芒，一身战力可怕。这家伙手段古怪，周围的一切天地灵气都被其吞噬，所以他根本就不打算正面叶盛，只要杀了南宫晴便够了。大道明面！南宫哥大吼，耀眼炫目的神芒暴起，化作巨大的金色倒印，其中蕴藏着令人惊骇的滔天威能，狂暴至极。给我死！叶盛脸色煞变，因为魔魂师的牵制，他根本就无暇顾及晴儿。今天若是让你杀了晴儿，
我就不叫叶盛。两人像是发了狂的猛兽，底牌尽出，气势惊人，滚滚磅礴的气旋呼啸，狂风大作。叶盛双目一狠，不顾一切，岁月轮，给我出！嗡！漫天神霞涌现，无数的大道之音靡靡响起，从其身后浮现了残破的石轮。那石轮古老苍凉，包罗万象，气息玄奥神秘，仅仅是看上眼便知道这是极为不凡的至宝，起源级神物。岁月轮。南宫哥脸色大变，这是什么？忽然，咔的声音响起，那石轮竟然转动了起来，一道道金色的神霞朝着叶盛身躯涌入，磅礴如海。叶盛双眸大战，他的实力一瞬间攀登到了一种无可匹敌的地步，肉身像是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竟然皲裂了起来。叶盛抬起手，无尽的神华绽放，从中那是令人窒息的地理，大道明灭，连带着南宫哥整个人都被吞没。南宫哥瞳孔一缩，持双手抵挡，震天的巨响，轰隆隆，一切有实之物皆是化为齑粉。南宫哥所在的位置更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在动用了最终底牌过后，岁月轮中的神韵消散，变得平平无奇，重新融入了叶盛识海当中。叶盛成功了！噗！他突然半跪了下来，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面色苍白，毫无血色。叶盛不断掏出丹药，试图恢复体内，眼皮变得沉重了起来，仿佛一个不好便要昏迷。虽然他的气运值、底牌手段比南宫哥高，但南宫哥毕竟是斩元境，还有一尊神王傀儡。叶盛大口大口的喘气，看向南宫晴，眼里满是柔和，虚弱的喃喃道：“晴儿，我保护了你。”为了护住南宫晴，叶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吞噬神体与岁月轮的反噬不断清洗着叶盛的意识。叶盛强撑着残破的躯体，缓缓起身说道：“我带你走，这就是你全部的底牌了吧？”阴森冰冷的声音响起，南宫哥缓缓从那深坑中漂浮了起来，他浑身是血，看上去狼狈不已。深坑中是那几乎已经报废的魔魂师，在最后一刻，南宫哥让魔魂师替自己抵挡了极大一部分力量。南宫哥脸色狰狞，满是滔天杀意的开口道：“一个道宫境竟然能伤我这么深，不得不说你很不错，也该死了。”叶盛呼吸一滞，连动用岁月轮的力量都击杀不了此人吗？就在两人都以为要结束之时，一个令人他们都恐惧不已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仙古遗迹当中可真是好热闹，再加本弟子一个，如何？”南宫哥与叶盛两人脸色瞬间大变。是他，苏九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不远处的天空中，苏九哥正乘坐着至尊神吼降临。南宫哥脸色变得难看无比，深深地吸一口气，连苏家弟子都出现，他知道已经没有办法了。南宫晴答应成为苏家弟子的人，若是自己当面将其击杀，得罪的可就不仅仅是整个南宫家那么简单了。而且哪怕是全盛时期的他，也根本没有把握对付实力深不可测的苏家弟子。南宫哥心中满是不甘与怨恨，充满杀意的看了叶盛一眼。可恶啊！若非是这个家伙，南宫晴早早就被自己杀了，哪会如此麻烦？现在倒好，自己不仅损失惨重，接下来还要面对整个南宫家的追杀。南宫哥还从未这么恨过一个人。叶盛，坏我大事，我记住你了，来日我南宫哥必杀你。南宫哥脸色阴沉无比，最后直接卷起那具魔魂尸，消失在了原地。见南宫哥离去，叶盛眼神闪烁，他又如何不忌惮苏九哥？生怕自己的宝物岁月轮被其所夺去，能够避开，那自然是最好不过。可自己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不就是为了在晴儿面前表现一番，俘获其的芳心吗？若是现在离开，那么之前自己所做的一切就都是白费了。何况自己与这苏家弟子倒也没有什么仇恨冲突。想到这，叶盛决定冒一些风险留在这里。吼！苏九哥乘坐着至尊神吼缓缓落下，他远远的就将此地的经过给看了个清清楚楚。之所以迟迟不现身，不过是想看看这两个天命主角谁更强一些罢了。叶盛道恭敬九重变能够将南宫哥逼到如此地步，这么看来，两个主角的争锋，气运值高的那个的确是有优势。最后那件神物岁月轮的力量，也着实是让人心动不已。苏九哥看了眼昏迷不醒的南宫晴，嘴角微微扬起。不过也到自己捡漏的时候了，真是辛苦你了，叶盛。看向浑身是血气息虚弱的叶盛，苏九哥故作疑惑的皱了皱眉头，开口道：“叶盛，你为何会出现在这？”叶盛状态十分不好，但还是强撑着自己的身体，拱了拱手上前说道：“弟子大人。”他将事情的起因经过一一道来。苏九哥听完后，地眸微眯，表情看不出喜怒，玩味道：“哦，你是说这是禁忌神族之中的内讧？”叶盛一脸愤然的说道：“没错，想不到这神族之间竟然也会手足相残。”苏九哥微微颔首，斜睨了一眼，淡淡的说道：“这倒是有点意思。不过令本弟子有些奇怪的是，他们神族之人内斗，与你又有什么关系？会为了一神族之人付出如此代价？”此言一出，叶盛顿时浑身冰寒。是啊，他这么做完全没有一点缘由，该如何向这位弟子解释？总不能说自己是重生之人，而南宫晴是自己日后的红颜吧？就在叶盛费尽心思想着要怎么回答之时，地上的南宫晴有些痛楚的呢喃一声，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晴儿，叶盛立刻关切无比的过去。苏九哥看着这一幕，站在原地没有动，笑而不语。南宫晴缓缓地睁开双眸，映入眼帘的是满脸是血，看上去狼狈不已的叶盛。南宫晴愣了愣神：“你是？”叶盛柔声说道：“晴儿，我是。”弟子大人。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南宫晴给打断。
南宫晴美眸一亮，惊喜万分地看向叶盛身后的苏九哥后，有些费力地从地上站起，小跑而去。因为伤势过重的原因，一个不稳，娇躯朝着苏九哥倒了下去。苏九哥上前一步，揽住南宫晴柔软温热的娇躯，面色平静地看了他好一会，缓缓道：“你受伤了呀？”感受着弟子大人温暖的胸膛，南宫晴顿时俏脸绯红，十分不好意思。见此一幕，叶盛整个人都傻了，他瞪大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二人。苏家弟子和晴儿认识？南宫晴脸色通红，赶忙抽身离开。回忆起刚刚发生的种种，自己似乎是在与那叛徒对战之中昏迷了过去。望了望四周，满地都是坑坑洼洼，明显是经历了一场大战，却不见南宫哥的身影。像是想到了什么，南宫晴看着一脸风轻云淡的苏九哥，声细如蚊的喃喃道：“弟子大人，是您救了我。”轰！这句话直接让叶盛如遭雷击。苏九哥瞥了一眼脸色难看无比的叶盛，嘴角扬起，也没否认，而是随手拿出一枚青帝丹丢了过去，地眸微眯，霸道无比的说道：“拿着，感动本弟子的人，我会让他知道后果。”南宫晴傻傻的接过青帝丹，感受着其中磅礴的生命力，再看向一脸霸道的苏九哥，心中不禁更加肯定了是眼前这位弟子大人救了自己。毕竟南宫哥修为可是斩元境，一技之中除了这位弟子大人有能力击败以外，还会有何人？本就对苏九哥大有好感的他，想到这，芳心更是剧烈颤动了起来，止不住的扑通扑通直跳。叮！天命女主南宫晴心生爱慕，彻底臣服。天命主角叶盛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南宫晴的美眸如水，充满着感激与爱慕，仿佛都要融化了一般，含情脉脉地看着苏九哥，轻声道：“弟子大人，谢谢您救了我。”苏九哥闻言笑得更开心了。咔！他似乎听到什么东西破碎声音，此刻的叶盛肺都要气炸了。他怒目圆睁，满是愤怒地盯着一脸淡然之色的苏九哥。为什么不解释？当看到南宫晴那一脸爱慕娇羞的模样，那本该是对自己的。叶盛再也坐不住了，大步上前，激动无比地说道：“晴儿，是我呀，是我叶盛拼死才从南宫哥手中救了你。”南宫晴一怔，看了过去，他美眸扫过眼前这个浑身是血陌生的男子。道宫镜。当听到叶盛之言后，南宫晴蹙了蹙眉头，声音冰冷，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语气，极为疏远地说道：“你是何人？”短短4个字，却像一柄锋利无情的刀子，深深扎入了叶盛的内心。叶盛浑身一震，看着一脸冰冷生分的南宫晴，眼中满是不解，手一时间悬停在了空中，傻愣愣地开口道：“是我呀，我是叶盛啊，晴儿。”叶盛。南宫晴轻声喃喃，他上下打量了一眼此人，脑海中根本就没有关于此人的一点印象，眉头蹙得更深了，冷声说道：“我从未见过你，你说是你从南宫哥手中将我救出的？”叶盛使劲的点点头：“是我。”南宫晴笑了，笑得格外的冰冷，美眸逐渐寒了下来，冷声说道：“哼，可笑至极！除了弟子大人，你觉得就凭你那点修为，一个区区道宫境的小修，以南宫哥的实力，一巴掌就能够拍死你？”说到这，南宫晴居高临上的俯视着叶盛，开口道：“此地乃是仙谷遗迹，说你又是何人？是如何进来的？”言语锋利，咄咄逼人。当见到如此陌生的晴儿时，叶盛不禁心生绝望。怎么会这样？明明是自己倾尽一切，甚至不惜消耗了吞噬神体本源，动用了岁月轮的力量，才将你从南宫哥手中救出。晴儿反倒不感激，甚至还怀疑质问起了自己。叶盛一脸错愕与失神，这跟他心中所想的场景根本就不一样。见叶盛没有说话，南宫晴俏脸更加冰冷了起来。这时，一旁观望许久的苏九哥上前，淡淡的说道：“好了，晴儿，他不过是一误入太古遗迹的小修士而已，既然是他的机缘，那就任由他去吧。”南宫晴一怔，有些疑惑的看向苏九哥，固然心中不解，但听到连弟子大人都这么说后，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弟子刚刚叫我什么？晴儿。一想到这，南宫晴脸色就变得更加通红了起来，娇羞万分的点点头：“好，还好。”叶盛双目瞪大，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怒火。刚刚这苏家弟子叫晴儿什么？晴儿？这个昵称明明是他叶盛专属的称呼，是只有自己才能叫的。叶盛顿时被气得七窍生烟，嘴角甚至都溢出了一丝血迹，双拳捏紧，满是痛苦地看着南宫晴与苏九哥两人，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小丑一样。不，一定是哪里搞错了什么。叶盛状若疯狂，直接冲上前，满是血污的手一把抓住南宫晴的香肩，双目赤红地看着他：“晴儿，真的是我救了你啊，你要相信我。”苏九哥见此眼眸含笑，根本无需辩解什么。在常人看来，一个道宫境击败禁忌神族妖孽，这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突然间，从南宫晴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骇人的力量冲出，轰！叶盛整个人都飞了出去，这让本就重伤的他更为凄惨狼狈，口吐鲜血，满目无神。南宫晴看了看自己肩膀上的血迹，俏脸冷若冰霜，一股庞大的杀意涌出。他有强烈的洁癖，身为禁忌神族之人，更是南宫家族长的女儿。除了这位苏家弟子，对于诸天万界的天骄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更别说是在他眼中跟蝼蚁没什么区别的叶盛了。而对方竟然敢碰自己，这让南宫晴烦躁欲呕，一身气息慑人，来到叶盛身前，嫌恶至极的冷声道：“若非是弟子大人给你这个机会，你早就是个死人了。我南宫晴就算是死，也不可能被你这种人给救。还有，是谁准许你这个虫子这么叫我？真是让我感到恶心。”一抹红色的光芒闪烁，
苏九哥瞳孔猛地一缩，在那红色光芒笼罩之中，南宫晴竟然直接脱下了那件飘渺仙裙，换上了一件红裙。可他没有想到的是，拥有因果神眸的苏九哥将其中的一幕看得可谓是清清楚楚。肤若羊脂白玉，茵茵草地点点映红。苏九哥怔了好一会，他从来没想过因果神眸竟然还可以这么用。看着一脸厌恶甚至充满杀意的晴儿，叶盛一瞬间脑袋懵了。他是那么的亲爱晴儿，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可在对方眼里竟然会觉得自己恶心，脑海中不断回荡着恶心这个字。叶盛崩溃了。叮！天命主角叶盛彻底破防，怀疑人生，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苏九哥开口道：好了，晴儿，此人可能是遭到了什么妖兽，伤了脑子，我们走吧。苏九哥看了一眼瘫软在地上跟一滩烂泥似的叶盛，有些失笑的摇了摇头。真惨啊，被最心爱的女人这么说，一定很不好受吧。没事，忍一忍，本弟子很快就会让你解脱的。在出太古遗迹前，叶盛哀心莫大于死，整个人六神无主，看上去失魂落魄的。南宫晴冷冷扫了他一眼，随后跟随苏九哥的方向一同离去。他心中暗暗记下了叶盛的样貌，若是下一次相见，自己必然杀了此人。当南宫晴与苏九哥两人离去，叶盛这才缓过神来，口中不断念叨着：晴儿，晴儿。堂堂一个准帝重生，此刻竟然蜷缩在地面，双目赤红，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一股股恐怖的气流卷动。啊！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叶盛痛彻心扉的嘶嚎声响彻整个丛林，哪怕是隔着老远的苏九哥也能够清楚听到叶盛的嚎叫，耳膜嗡嗡的，听得出来这天命主角是真的很痛。苏九哥一直漫无目的的走了好一会，南宫晴这才忍不住低声询问道：弟子大人，我们去哪？苏九哥淡笑一声，停了下来，转过身看向一脸心事重的南宫晴，开口道：怎么，你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南宫晴有些犹豫的说道：南宫哥叛变，在这太原仙境当中，我神族之人恐有危险，我想将此事赶快通知给风老与婆婆他们二人，弟子大人我可否？苏九哥闻言淡淡的说道：你要知道，我救你是因为你现在是本弟子东西，现在的你可不是什么禁忌神族之人，这些根本就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他们的死活又与你又何干？南宫晴闻言娇躯一震，僵硬的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了。苏九哥看着一脸乖巧的南宫晴，他就是要让南宫晴知道，既然已经是自己的人了，就收起心里那点小心思。南宫家哪怕是今天覆灭了，也跟他南宫晴毫无关系。剑也调教的差不多了，苏九哥缓缓说道：不过你要是真的想要救那些神族之人，也不是不可以。南宫晴美眸一亮，赶忙问道：弟子大人，真的可以吗？苏九哥面色平静，微微颔首：本弟子要在此地修炼一段时日，有些事需要你去做，当然在此期间你能救多少个神族之人，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南宫晴茫然：何事？苏九哥地眸闪烁，颇为神秘的说道：放心，是很简单的一件事。那个叶盛，你应该还记得吧？一想到之前叶盛的那般行为，便让他烦闷欲呕。南宫晴有些不解的说道：弟子大人提他做什么？苏九哥盯着他，淡笑着说道：我要你这段时间接近此人。南宫晴闻言大震，此时的叶盛如同死鱼一样瘫软在地面，整个人萎靡不振。在感受到晴儿的冷漠后，可谓是彻底的击溃了他心里最后那道防线。他心中那个恨啊，吞噬神体不断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气，补充着空虚的气海。叶盛缓缓从地上坐起，艰难地掏出几枚丹药服用了下去，气息好了一些，目光悠悠，几乎是咬牙切齿道：苏家弟子，若非是此人，晴儿断然不可能误会自己，都是这可恨至极的苏家弟子，才让晴儿误以为是他救的自己。先是舒儿，然后是冰灵玄晶、寒胶蛋，再到现在，叶盛可谓是恨透了苏九哥，恨不得生吞活剥。砰！一拳砸向地面，叶盛低吼道：夺我机缘就算了，竟然连晴儿你也不放过，你这个永远也不知道满足的饕餮，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叶盛双目赤红，大口大口的喘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不断喃喃道：不怪晴儿，都是他的错，众生前自己与晴儿便是命中注定的恋人，是没有人能够拆散我们的。叶盛不断的自我安慰，在感情面前，哪怕是准帝境的心性也不由连连波动。望着天空，叶盛深吸一口气：晴儿，我会让你知道究竟谁才是真真正正爱你的人。忽然，空中一道身着红裙、风华绝代的倩影落下，那倩影一头如火焰般的红发，冰肌玉骨，面容绝美，正是去而复返的南宫晴。南宫晴缓缓落下，看向仍然留在原地的叶盛，美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之色。弟子大人为何要这么做？竟然让我靠近这个恶心的家伙！光是在此地多待上1秒，他都觉得恶心。看着那抹红色倩影，叶盛一时间失了神，有些难以置信的喃喃道：晴儿。在叶盛一脸错愕之下，南宫晴来到他身边，强行挤出了一丝笑颜，柔声说道：之前是我错怪你了，叶盛，弟子大人已经将一切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原来真是你救的我的。强忍着心中的不适和杀意，甚至连南宫晴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现在的笑容有多勉强和虚假，可偏偏叶盛毫无察觉，取而代之的是欣喜若狂，狂喜不已。叶盛赶忙从地上爬起，想要一把抱住晴儿，可又觉得自己浑身是血，有些脏乱，拍了拍衣角，梳理了一下前鬓杂乱的头发，激动万分的说道：晴儿，你终于肯相信我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此刻的叶盛高兴的快要飞起来了，浑然忘记了之前南宫晴那般冷漠至极的模样。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这苏家弟子竟然会这么好心，告诉晴儿一切的起因经过。一时间，对苏九哥的仇恨都削减了不少。叶盛双目兴奋，苏家弟子，看在你这么大意的份上，之前那些至宝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叶盛心里是这么想的。晴儿，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南宫晴看着眼前这满脸污垢的男子，跟弟子大人那俊美妖异、不染尘埃的霸气身姿完全是天差地别，心中更是嫌恶万分。苏兄一起一伏的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叶盛，我问你，你我之间明明从未见过，你当时为何要拼了命的冒死救我？而且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这一问可把叶盛难住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思考许久，像是想到了什么，叶盛脸色一喜，赶忙说道：晴儿，在见到你的第一眼时，我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命中注定，你我前世是恋人那般。叶盛深情无比，肉麻的说道：至于你的名字，当然也是我从那想杀你的男子口中得知的。说完这些，叶盛对自己的回答满意无比，浑然没有注意到南宫晴那作呕的表情，他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那么一刻，他真的差点忍不住捏死这个臭虫。若非是弟子大人说过，通过这家伙可以寻找到其余的神族小辈们，令他们免遭南宫哥偷袭，自己早就将他给杀了。南宫晴娇躯轻颤，在心中暗暗发誓，在得到此人体质本源，找到神族之人后，自己绝对会第一时间要了这个恶心家伙的狗命。可他的模样，在叶盛眼中却是另一番画面。看着不断颤抖的晴儿，晴儿想必是被自己这一番话给感动得不得了吧。他知道南宫晴的性格，所以这一次必然要以最也好崭新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南宫晴面前。叶盛得意洋洋地想到。南宫晴嘴角抽了抽，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枚黑漆漆的丹药，看上去便不是什么好戏。轻抿着朱唇，柔声说道：那真是辛苦你了，叶盛，为了救我，这才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这是我禁忌神族的疗伤圣丹，叶盛，你快点服下它吧。叶盛见状感动无比，深情地看着南宫晴，他就知道哪怕是自己重生一世，自己与晴儿之间的羁绊也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消散的。看着南宫晴手中那枚黑色的丹药，从中散发出诡异的气息，这是疗伤圣丹，为何我从未见过？叶盛心里莫名涌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南宫晴却一脸笑容地说道：叶盛，怎么了吗？快吃呀。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叶盛木然地点了点头，接过那枚丹药，硬着头皮吞服了下去。管他呢，反正晴儿终归是不可能害自己的。见叶盛将苦蛇玄丹吞服，南宫晴美眸中闪过一丝冷色。这丹药乃是他所炼制特有的毒丹，能够无声无息地侵蚀服用之人的五脏六腑，沾染上黑毒，命不久矣。若是催动真气神通，更会传来犹如万千挣扎般的痛苦感，加速毒素的蔓延。而身为炼丹师的南宫晴，从他手中所炼制的苦蛇玄丹效果更是拔群，哪怕是虚神境的修士也难以察觉，不出数日便会浑身长满烂疮流脓，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的融化，化为黑血，生不如死。若是苏九哥在此，定然会感叹一句：最毒妇人心啊！可叶盛却浑然不知，当吞服下苦蛇玄丹后，身怀吞噬神体的他吞噬万物，苦蛇玄丹下肚不久，竟便被自动分解，其中毒素转化为一股股气流，充盈着自己空虚的气海。叶盛的脸色红润了不少，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叶盛眼神一亮，感动无比地看着晴儿，既然真的有用，晴儿，谢谢你。南宫晴愣了愣，见叶盛毫无反应，一下子便明悟过来，果真如弟子大人说的一样，此人身怀吞噬神体，能够吞噬万物，反哺己身，想不到连毒丹都可以，如此强大的体质，也无怪乎弟子想要得到。南宫晴淡笑着说道：你我之间不必如此生分，既然有用，就多吃点。他随之又拿出了几枚毒丹，叶盛二话不说的就将其吞下。南宫晴眼中笑意更浓了，身为丹师的他，可不仅仅只有毒丹这一种，吞噬神体再强，也是有瓶颈上限的。这段时间，自己只要不断的给其服用大量的丹药，总会有他吞噬神体无法分解的情况出现。也正好靠着此人替自己寻找到族人。此刻的叶盛已经完全沉浸在与晴儿重逢的喜悦当中了，哪怕是南宫晴现在叫他去杀南宫哥，他估计眼皮都不会眨一下的。只是跟重生前相比，现在的晴儿未免太过热情了些，一连吃了数十枚丹药，自己都有些吃撑了。叶盛暗暗想到。忽然，南宫晴停顿了一下，当看到南宫晴那变得有些忧郁的脸庞，叶盛有些不解地询问道：晴儿，你这是怎么了？莫非是有什么心事吗？南宫晴美眸显得有些落寞，他微微颔首，不过很快又摇了摇，看了眼叶盛，开口道：没什么。随后竟然娇躯轻颤，掩面抽泣了起来。叶盛如何能够见得自己女人这般模样？自己乃是准地重生，这一世就算是晴儿要那天上的月亮，自己都会给她摘来。赶忙说道：晴儿，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快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南宫晴嘴角微微扬起，但依旧是那一副委屈伤感的模样。神族之中竞争激烈，身为族长之女的她手段自然不凡，拿捏一个叶盛还不是轻轻松松。南宫晴美眸通红，哽咽地说道：是这样的，南宫哥那家伙背叛了神族，在这仙古遗迹当中还有不少我的族人，我运气好遇见了你，可我那些族人们……说到这，南宫晴垂眸欲泪。叶盛顿了顿，神族之人，他之前还杀了几个呢，现在去帮晴儿寻找那些神族之人，必然会耽搁自己得到那件宝物的时间。可是
思来想去，实在是见不得晴儿如此伤感。为了更加展现自己的男人的风范，叶盛咬了咬牙，拍着胸脯保证道：“晴儿，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的那些族人，我叶盛一定会帮你找到的。真的吗？”南宫晴缓缓抬起头，绝美的容颜哭得有些梨花带雨的，美眸氤氲着一层水雾，令人好不怜惜。叶盛一愣，心跳顿时加速，好美，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这自然是真的。晴儿，叶盛忍不住的上前，想要将南宫晴揽入怀里，可整个人下一刻就轰飞了出去。轰！南宫晴立刻换了副脸庞，之前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不复存在，脸色冰冷，满是杀意的看着倒在地上的叶盛。这个虫子竟然还敢得寸进尺！可很快他便想起了之前弟子大人吩咐自己的话，长吸一口气，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兔子，慌忙的说道：“叶盛，你没事吧？”叶盛从地上爬起，本就有着伤势的他疼得龇牙咧嘴。晴儿这一击可真狠啊！南宫晴一脸委屈，轻声说道：“对不起。”叶盛摇了摇头，说道：“晴儿，这不怪你，都是我太急躁了。”他知道晴儿有着强烈的洁癖，自己这才刚和晴儿认识第一天，这么做不怪他，倒是自己唐突了，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吃。如今的进展速度已经让叶盛十分满意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帮助晴儿找到他剩余的族人，对方一定会真正的倾心于自己。半月后，苏九哥在将冰灵玄晶给炼化之后，一道微弱的白色光芒亮起，自身的修为也水到渠成的突破到神王境2重。苏九哥地眸闪烁，望着一处方向，耳旁响起了系统的声音：“丁，天命主角叶盛身受剧毒，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哦，苏九哥微微一怔，虽然早就告诉了南宫晴，叶盛的吞噬神体几乎能够吞噬一切力量，十分难以下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南宫晴竟然还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令叶盛身中剧毒。看来这神木灵体具有炼丹的天赋的天命女主没有白收啊。苏九哥淡笑一声，他与南宫晴有着传音，有着南宫晴留在叶盛身边，叶盛的一举一动都被自己清楚的掌握，大概了解了一下南宫晴传来的消息。这几日在叶盛的帮助下，南宫晴也算是找到了自己大部分的族人，其中叶盛还得到了不少宝物，几乎交给了他一大半，现在正在往仙谷遗迹的深处而去。苏九哥看了一下南宫哥与叶盛两人目前所在的位置，他们似乎都在往一个方向而去，那个应该便是这仙谷遗迹中最为珍贵的宝物了吧？苏九哥喃喃道。能够让两个天命主角都一同前去，自然非同一般。苏九哥乘坐上了至尊神吼，朝着太原仙境的最深处而去。南宫哥与叶盛两人不知有何手段，能够避让这片仙谷丛林之中的猛兽，但苏九哥没有，而是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地乘坐着神吼，翱行在丛林上方。以至尊神吼的血脉和修为，根本就无需避让什么。所过之处，万兽匍匐。苏九哥面色平静地看着前方，这么多日下来，这仙谷遗迹也该结束了。虽然知道其中还有不少珍贵无比的宝物未曾被发掘，但老实说，他有点腻了。反正这处仙谷遗迹已经被苏家所垄断，剩下的就让苏家小辈们前来慢慢历练吧。苏九哥是这么想的。太原仙境深处，叶盛浑身浴血的出拳击杀了一头归一境巅峰的妖兽。轰隆隆，那头庞大无比的妖兽直躯倒下，叶盛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眼眸闪烁。不应该啊，不知怎么的，这条路按照记忆中来说，应该只有一头到宫境巅峰的妖兽，可这小半月下来，所遇到的妖兽层出不穷，一波接着一波。托这么多妖兽的福，靠着吞噬神体，他的修为赫然也已经突破到了归一境3重。身后传来了一众神族之人的催促声：“叶盛，今天怎么这么慢啊？快将这头妖兽的妖精给取出来，我们还要赶路呢。”“是啊，这太原仙境深处一定有至宝存在，可不能被那苏家弟子抢先了。”在叶盛身后，一群神族小辈有些不满，高高在上的说道。与衣裳破烂的叶盛想必他们的服饰完好，模样轻松，仿佛就像是前来游山玩水的一般。一神族之人笑盈盈的调侃道：“想要追我们族女，这还不努力表现一下？”“就是啊，你一个区区诸天土著，根本就配不上我们族女。真不知道族女究竟是看上了他哪一点。”叶盛表情难看无比，看着这群有说有笑风轻云淡的神族之人，心中莫名的涌出一股无名火。自从他答应了晴儿帮忙寻找这些神族小辈之后，与南宫晴配合，多次将他们从南宫哥手中救下，他总算是体验到了一把南宫哥的感觉。这群神族小辈探索这处仙谷遗迹，毫不出力混吃混喝也就算了，竟然还跟个大爷一般难伺候，嫌弃这嫌弃那的，真以为是来游玩的吗？叶盛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和怒火，可是很快又被他掩藏了下来。若非这群家伙是晴儿的族人，自己早就将他们都给杀了。当听他们议论那苏家弟子霸道无比，一言不合还敢杀他们神族之人时，对此叶盛只想说一句：杀得好！可他又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时，从众人身后传来一道声音：“你们又在说什么？”丛林中，南宫晴的倩影出现，他拨开身前的枝木，蹙了蹙眉头的看着一众神族之人，斥责道：“人家叶盛不仅从南宫哥那叛徒手中救了你们，这些时日又要前进，又要负责保护，偏偏你们不愿回去，想要在此地寻宝。你们贪生怕死，竟然还好意思指着起叶盛了。”说到这，南宫晴美眸冰寒，扫视过在场一众神族之人，这群神族小辈显然是对南宫晴惧怕不已，一时间纷纷不敢与其对视。南宫晴声音冷了不少：“不出力就算了，再敢多嘴，就都给我滚回家族去！”南宫晴动怒，神族小辈们嘀咕道：“这仙谷遗迹宝贝这么多，我可不想回去。”“就是啊，晴儿姐，
我们不敢了，还不行吗？对不起叶盛，这半月下来，靠着叶盛和南宫晴，他们所获得的宝贝可不少。见这群神族之人服软，晴儿替自己出气。叶盛别提有多痛快了，跟吃了蜜一般，心里甜甜的，美滋滋的。殊不知这几日之所以遭受到了如此多的妖兽袭击，正是因为南宫晴给他吃下的一枚丹药发挥了作用。引妖丹，服用下引妖丹后的叶盛，自身会散发出一种无色无味的香味，一直绵延到方圆数百里。在那群妖兽的眼中，它就是最为美味大补的食物。叶盛还浑然不知，有些不在意的摆了摆手，说道：“算了吧，晴儿，这也不怪他们。天命主角的老好人性格发挥了作用。”南宫晴看向叶盛，美眸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他自幼便崇拜强者，虽然这些是自己的族人，但老实说，就连身为同族之人的他，也十分讨厌这群非物族人。反倒是你叶盛，人家都已经如此欺凌压榨你了，你还说没事，果然也是个懦弱的废物。要是弟子大人在这里，估计早就已经动手了吧。一想到苏九哥当日及冠礼时那霸道至极的表现，南宫晴就不由芳心暗颤，不自觉地闭拢双腿。直到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有些替他打抱不平地说道：“叶盛，真是多谢你了，我这些族人目中无人惯了，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管教一下他们，还请你不要介意。”叶盛故作大度，大笑一声说道：“没事没事，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他还以为自己的大度会换来南宫晴的刮目相看，殊不知这只会让对方更加的看不起他。一昧的忍让，那可就不是宽容大度了。南宫晴眼神更为不屑了，心中暗暗想到：等到找到那件至宝，献给弟子大人，到那时候就是你的死期。南宫晴看着叶盛，有些疑惑地询问道：“只是叶盛，你说的那件宝物是什么？你又是从何得知的？”叶盛闻言一顿，眼神闪烁后笑着说道：“晴儿，这件事其实我也不好说，若非要说出个所以然，那只能说是感觉吧，我的一种预感。众生之事，事关重大，哪怕眼前是自己最为信任之人，叶盛也绝不会说出去。”南宫晴一脸不信地说道：“不说就算了。”叶盛赶忙上前哄道：“哎呀，晴儿，这件事我是真的不知道，只是我的预感而已。”南宫晴，真的？叶盛一脸认真：“我向你保证。”南宫晴美眸灼灼地盯着叶盛，见他一脸心虚的样子，心中有些不悦。这段时间自己早就将此人拿捏得死死的了，这家伙就像是能够未卜先知一样，每一次都能够找到不少宝贝，可偏偏自己一问起来就藏着掖着，不肯直言。南宫晴见状也懒得多问了，反正这家伙也活不了多久。叶盛转移话题的说道：“晴儿，我之前教给的丹方你可都学会了，这些可都是古制丹方，若是你能够炼制出来，成为圣阶丹师有望。我这里还有几张丹方，我这就传授给你。”此刻的苏九哥早早就已经来到了南宫哥与叶盛两人的前方，正坐在至尊神吼上，俯瞰着下方茂密参天的丛林，将神识释放出去，笼罩着这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倒是并未发现什么特殊之处。苏九哥不在意的一笑，看来这所谓的至宝还是得让天命主角过来找。苏九哥看了下两人的位置，距离此地还有一些距离，也并不着急。而就在这时，苏九哥敏锐地发现，在下方丛林中似乎有着什么窸窸窣窣的动静，是妖兽吗？苏九哥朝着那处方向望了过去，拥有因果神眸的他，轻易便穿透了这层层枝干的阻碍。苏九哥瞳孔一缩，有些难以置信，因为他竟在这下方丛林当中发现了一个身着兽皮、脸上糊着泥土的男孩。男孩约莫7、8岁，手持着一柄10指长矛，好巧不巧，正一脸警惕地望着自己。两人目光交汇，像是发现了什么。那男孩吓了一跳，顿时埋入灌木丛之中，消失不见。这仙古遗迹之中，竟然还有其他人的存在。苏九哥皱了皱眉头，除了叶盛与竞技神族是自己故意放进来，此地之外有着苏家几位老祖的看守，别说是人了，就连一个蚊子都飞不进来。苏九哥身形一动，瞬息间出现在了下方小男孩之前所在的位置。那小男孩见状魂都被吓飞了，直接拔腿就跑。苏九哥地眸微眯，周围似有一股无形的火焰一般，阻挡在其身前的灌木从化作齑粉。还想跑？大手一抓，那穿着兽皮的小男孩竟然不受控制的朝着苏九哥而来。小男孩正扎不已，口中不断嗷嗷怪叫，啊呜啊！那是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苏九哥看着地上乱叫不已的小男孩，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有丝毫修为波动，而且看其的穿着打扮，莫非是这仙古遗迹之中的土著？苏九哥暗暗想到。叮，检测到古元语，是否消耗1000反派值学习？古元语，苏九哥毫不犹豫地花费了反派值，一股股晦涩难懂的文字融入了脑海之中。叮，消耗成功。眼前这个怪叫的小男孩口中的话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快放开我！你个混蛋！入侵者！苏九哥看着小男孩，说出古元语回应道：“你是从哪里来的？”那小男孩愣了愣，似乎没有想到这金发男子竟然也会说古元语，表情凝成一团，不断挣扎地说道：“你这可恶的经验族之人，这分明是我要问你的才对。”面对不断挣扎的小男孩，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懒得跟他多解释，而是直接抓起小男孩的头，搜魂之术。只见那男孩浑身一震，然后挣扎得更为剧烈了。不知过了许久，苏九哥有些诧异地睁开眼，紧盯着他喃喃道：“竟然没有神魂。”从搜魂的反馈来看，一片空白。眼前的这个小男孩仿佛是一具空壳，除了肉身以外，根本没有神魂的存在。如此奇特的生灵，苏九哥倒是第一次见到，不禁来了一丝兴趣。也不知道魂主印记有没有用。他将小男孩给放下，那小男孩立刻便握起长矛，朝着苏九哥刺来。可还未接近，便寸寸破裂。
苏九哥心念一动，凝聚出一道魂主印记，直接没入小男孩的眉心。奴役！这一次，小男孩浑身一震，不再挣扎，一直持续了好一会，才缓缓抬起头，一脸恭敬地说道：“大人，魂主印记毕竟是域外大地魂主的绝学，其手段与效果不知比搜魂高明了多少倍。而最为恐怖的是，这魂主印记竟然还能够奴役一具没有神魂的空壳肉身。”见此一幕，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这可就方便多了。苏九哥开口道：“我问你，你叫什么？从哪来的？又为何会出现在这？”小男孩面色恭敬地说道：“大人，我叫季冉，是吴起族之人，一直生活在这。”吴起族。苏九哥沉吟了片刻，思索着什么，可却没有丝毫有关吴起族的记忆。一个没有神魂，只有肉身的特殊种族，按道理来说，自己不应该没有听说过。一直生活在这，莫非是仙古时期的种族？仙古时期，那可是比帝洛时代还要更为遥远的纪元。大千世界林立，各种稀奇古怪、与众不同的族群多如牛毛，一木族、羽玄族、太明族，数不胜数。只可惜，这些种族不知为何逐渐消失于天地。如今的苍穹仙族与禁忌神族，便是仙古时期的遗珠。此地既然是仙古遗迹，想必这吴起族也是和苍穹仙族与禁忌神族一样，是从仙古时期所留存下来的族群。愈想愈有可能。对于这仙古时期的种族，苏九哥也是觉得新鲜无比，眼神一亮，盯着小男孩季冉问道：“你们吴起族可是从仙古时期所留存下来的种族？”季冉有些不解地说道：“仙古时期？回大人，我们吴起族一直在这里生活，从未离开过。”这样吗？苏九哥接着问了一些问题。通过季冉的回话，对于这吴起族大概有所了解，也从中得知为何自己无法对这小男孩使用搜魂之术。吴起族乃是十分特殊的一个种族，这个族群之人没有神魂的存在，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意识究竟是从何而来。就如名字一般，吴起，他们没有后代，不用繁衍生息。每当一个族人死后，只要将他的尸体残骸埋葬在吴起族的圣地中，时隔千年以后，便会从那具躯体之中诞生出新的族人，长此往复，生生不息。而季冉便是刚诞生不到100年的新事儿。在听闻季冉的解释后，苏九哥惊奇不已，想不到天地间竟然还有这般神奇的一族存在。传说仙古时期有着各种玄妙无比的种族，以此看来，倒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苏九哥感到有点意思，开口道：“既然你说你们吴起族之人都生活在这，那你其他族人呢？”季冉老实说道：“其他族人都在地洞之中，我是偷偷跑出来的。”真是个调皮的孩子。闻言，苏九哥眼中笑意更浓了，地眸闪烁，眺望着一处方向，在心中做下了决断。苏九哥喃喃道：“南宫晴，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苏九哥，带本弟子去你们吴起族生活的地方。既然点点头，转身朝着一处方向而去。神吼，我们走。苏九哥见状跟了上去，至尊神吼也紧随其后。两人前进了没有多久，季冉忽然停下了脚步，有些为难的转过身看向苏九哥。苏九哥，怎么了？季冉表情显得有些犹豫，看着苏九哥身后的至尊神吼，又看了看他，十分不好意的说道：“大人，您既然连这么一头威猛无比的妖兽都能够驯服，那您的实力一定很强吧？”魂主印记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季冉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位大人看上去十分不凡。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玩味的说道：“做什么？”那个季冉挣扎了一会，像是下定了决心的开口道：“大人，您能不能帮我抓一头刺豪猪带回去？我从族中偷偷溜出来，就是想要打猎证明我是个勇士。”季冉一脸坚定的说道。看着眼前这个认真无比的小男孩，苏九哥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也没拒绝，而是淡淡的说道：“神吼，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小事罢了。”至尊神吼会意，大吼一声，化作一道金色的神吼，朝着丛林最深处而去。不一会，丛林深处便传来一道痛苦至极的妖兽哀嚎声。嗷！这巨大的声音响彻了整座丛林，让远处正在赶来的叶盛等人浑身一震。叶盛瞳孔一缩，望着前方那被树木遮挡看不见的密林，喃喃道：“这声音莫非是那头妖兽？”一众神族小辈们显得有些畏缩的向后退了几步。这是什么声音？叶盛，你可得保护好我们，听到了没？我等身份尊贵无比，可不能死在这太原仙境之中。而另一边，仅仅片刻不到的时间，一头浑身是血缸、死亡不久的黑虎尸体便出现在了苏九哥与季冉面前。体态庞大，毛发蹭亮，黑虎粗壮的四爪上弥漫着黑色的火焰，在其腹部几道破开血肉的爪印看上去醒目不已，哪怕是已经死亡，依旧散发着令人心悸无比的余威。这竟然是一头入圣境巅峰的妖兽！既然光是看上一眼，双腿便忍不住的打颤，瞳孔瞪大，口齿不清的喃喃道：“这片区域的兽王魔焰枭虎，这可是连族中长辈都避之不及的存在，自己不过是想要一头刺豪猪而已，这位大人竟然把魔焰枭虎都给杀了！”季冉不禁浑身发软，有些难以置信的看了那神色倨傲的至尊神吼。他缓缓走到苏九哥身边，金灿灿的毛发甚至连一丝血迹都未曾被沾染，实在是太恐怖了。季冉震惊无比。苏九哥淡笑着说道：“现在可以了，相信本弟子带着这个回去，你族人会很开心的。”季冉震撼了许久才回过神来，蓦然的从怀中掏出一个陶瓷做的泥杯，他将杯口打开，那魔焰枭虎的尸体就这么被收入了进去。季冉激动不已，面带敬畏的看着苏九哥，恭敬道：“大人，谢谢你。”在收获魔焰枭虎后，季冉的心情明显十分不错，哼着不知名的古怪小曲，走在最前方，终于在一处巨大的岩石前停了下来。那岩石看上去平平无奇，杂草横生，
可靠近了观看，苏九哥能够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秘境气息。这方空间被人所开辟过。季冉笑着开口道：“大人，我们到了。”虽然毫无修为，但季冉的力量可不小。轰隆隆，伴随着巨大的声响，他上前直接推开那块巨石，在其下方是一处深不见底的巨大深坑。那深刻不知通向何处。季冉说道：“就是这了。”语落，他直接一跃而下，整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其中。紧接着，那块巨大的岩石缓缓闭拢。苏九哥见状，地眸闪烁，与至尊神吼化作一道流光进入。隆隆，那处岩石又重新闭合上。当回过神来时，苏九哥与季冉出现在一处四周满是凹凸不平、陡峭岩石的巨大山洞中。四周墙壁上悬挂着一盏盏微弱的油灯，眼前是一条不知去往何处的通道。至尊神吼身上的金色神芒变得更为闪烁了，周遭的视野变得逐渐清晰了起来。吴起族就是生活在这种地方吗？见此，苏九哥说道：“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叮，检测到天命主角。”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苏九哥微微一怔，有些意外，吴起族之中竟然也有天命主角。大人，快来！季冉的声音传来，他向苏九哥招了手。两人正准备朝着洞穴深处走去，突然四周莫名被某种白色的光芒点亮。嗖，一根兽骨长矛破空而来，携带着恐怖至极的气息。好！至尊神吼咆哮一声，粗壮的右爪拍出，直接将这根兽骨长矛给拍断。右爪上庞大的力量炸裂开来。轰！苏九哥地眸微眯，透露出一股杀意，看向那洞穴深处。一群与季冉一样身着兽皮的中年大汉从中走出。为首的大汉高大无比，体态壮硕，身上弥漫着古老的黑色纹路。见来人，季冉脸色一喜，大声喊道：“仲叔，离叔！”他小跑上前，对面那大汉大喝怒斥道：“季冉，你还知道回来？擅自出去也就算了，你怎么还将一外族之人给带到族地来了？”季冉一愣，赶忙解释道：“不是，仲叔，这位大人是个好人。你们看，这位大人还帮我杀了兽王魔焰萧虎呢。”说罢，他便将那泥陶罐子拿出来，放出了魔焰萧虎的尸体。看着那魔焰萧虎的尸体，在场的一众吴起族之人无不面色大惊，竟然真是魔焰萧虎！不可能，这可是入圣境的妖兽！你是什么人？为何要进入我吴起族之地？击中面色不善地盯着苏九哥大喝道。在其身后的吴起族之人无不高举手中兽骨长矛，直指苏九哥。苏九哥扫了一眼在场众人，并未发现那天命主角的存在，面色平静，有些不悦地缓缓道：“本弟子可不喜欢别人用矛头指着我。”雨落，神王境恐怖无比的威压倾泻而去，犹如排山倒海一般，直接让众人向后暴退数步。一抹漆黑无比的神虹划过，那群吴起族之人手中的长矛纷纷被斩断了头柄，所有人脸色大变，如临大敌。哼！重重的冷哼声响起，季仲瞬间出现在了苏九哥身前，浑身气血翻涌，像是一头洪荒猛兽一般，一拳朝着苏九哥轰来。眼前这个吴起族大汉没有一点修为，可他的肉身却是恐怖无比的圣人境，哪怕是面对圣境，苏九哥也依旧面色淡漠，丝毫未动。嗡！地剧万渊墨灵甲浮现，万渊墨灵甲，这可不是南宫秦缥缈仙群所能够比拟的存在。这绝对至极的防御能力，竟然将这圣境肉身之力全然消散，比之反馈。轰！周遭无数岩石落下，季仲瞳孔一缩，双拳交替于胸前，整个人承受着这股磅礴的力量朝后飞了出去。他稳稳站立于地面，眼中满是惊惧之意，怕毁了这处洞穴。虽然自己留有余力，但这一拳好歹也是不弱于入圣境的强度。此人不过神王境，自己竟然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季仲大声喝道：“此地乃是我吴起族的地方，外界人不得进入。若是你现在退去，我等还可以既往不咎。”这可把季冉急坏了，不断劝阻道：“仲叔，你们别打了，这位大人真的没有恶意的。”可却没有人理他。苏九哥地眸平静，向前迈进一步，面对着一众警惕无比的吴起族之人，苏九哥霸道至极的说道：“这天底下还没有本弟子去不得的地方，既然不同意，那就踏过你们尸体好了。反正你们吴起族还能够重生不是吗？”季仲瞳孔一缩：“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留你不得！”与此同时，至尊神吼大吼一声，眼中满是暴力与杀意。苏九哥抬手止住，突破到神王境之后，许久未曾动手，早就有些手痒痒了。虽然眼前之人乃是圣境，可那又如何？黑黄，黑紫色的气旋涌动，气息恐怖如渊的黑黄渊戟出现在了苏九哥手中。苏九哥嘴角扬起，地眸中满是战意，开口道：“那就来吧。”黑黄在手，金发飞扬，一条条大道之力围绕在其周围。苏九哥犹如一尊神旗，朝着一众吴起族之人而去。磅礴的威能涌动，地级杀伐之术乱戟八荒一出，所过之处犹如割韭菜一般，斩杀了一大片吴起族之人。啊！惨叫声不断响起，他们甚至根本来不及反抗，上半身便与下半身分离。苏九哥眼神淡漠，浑身充斥着霸道至极的气息。乱戟！轰隆隆，又是数十名吴起族之人倒下。季仲见对方如此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竟然还敢当着自己的面斩杀族人，瞬间暴怒至极，大声怒吼道：“混蛋，给我住手！”地下数万米深处所传来的恐怖动荡，直接影响了上方整个大地。脚下的大地剧烈颤抖着。叶盛与一众竞技神族服用完南宫琴所给予的丙烯丹后，隐秘地躲在草丛之中，紧紧地望着一处洞穴。叶盛朝着洞穴之中轰出一记神通，立刻遁走。感受着脚下的震动，叶盛心中一惊，
传音道：“来了！”所有人小心翼翼，一刻也不敢懈怠。不知过了多久，当脚下的震动平息，洞穴内依旧毫无动静。终于有神族小辈不耐烦地说道：“我说叶圣，这里真的会有你说的宝贝吗？我等在此地已经等候好久了，连个毛都没有出现。你这家伙不会是在骗我们的吧？浪费时间！”南宫晴也是有些微微不悦的开口问道：“叶圣，你说的那头魔焰枭虎呢？怎么还没出现？会不会是出去觅食去了？”别说是他们了，就连叶圣自己此刻都是懵的。众生前的记忆中，有一群修士便是在此处遇到了一头入圣境巅峰的魔焰枭虎，其中一人获得至宝后不知所踪。为了得到那件至宝，自己来时便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购置了一套囚禁阵旗，在此地布下天罗地网，为的就是对付那头魔焰枭虎。可偏偏几道神通打进去了，其中一点声响都没有。难道是真如晴儿所说，那头魔焰枭虎是出去觅食了？叶圣眼神闪烁，开口说道：“再等等。”“还等？都多久了？”“再等此地的至宝都被苏家弟子拿完了。”“是啊，要等一等，反正我是不奉陪了。”神族小辈们嚷嚷道：“不想死的话，就都给我闭嘴！”叶圣忍无可忍地猛转过身，看向一众神族小辈们，双目赤红，眼中充满着滔天的杀意。这么多日以来，头一次见到老好人叶圣发怒的模样，这一下直接给他们震慑住了。在那件至宝面前，无论是谁都不能妨碍到自己。叶圣强硬无比，冷冷地说道：“不想待着的，就自己滚远点！”神族小辈们见此，浑身打了个激灵。就在这时，南宫晴忽然开口道：“来了，叶圣，那洞穴中有动静了。”南宫哥整个人肺都要气炸了。他通过母亲给自己所留下的地图来到此地，却不想扑了个空，不仅宝物什么的毛都没有，在洞穴内反倒是猝不及防，平白无故的受了几道重击，而后刚一出洞府，又直接陷入一杀阵之中，简直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南宫哥表情难看无比的看着眼前一众神族之人，在其周围气息恐怖的杀阵浮现，将他给笼罩。南宫哥面如寒霜，眼神满是杀意的死死看向叶圣，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些都是你做的，你们这群家伙，我南宫哥不去找你们，你们反倒是还敢来对我动手！”饶是叶圣看着从洞穴中出来的南宫哥，也不由浑身一怔，失声道：“怎么可能？你为何会在里面？魔焰枭虎呢？”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布下的杀阵没有抓住那魔焰枭虎，反倒是先困住了南宫哥。南宫晴也是一愣，身后的神族小辈们更是畏惧不已，躲在二人身后。这个叛徒怎么会在这里？叶圣，你不是说那件至宝就在这吗？你可得保护好我们。至宝？又是此子？南宫哥眼神阴沉如水，冷冷地说道：“原来是你提前拿去那件宝物吗？”他从未有过这么想杀一个人，先是坏了自己好事，再是阻碍自己击杀这群废物，现如今更是夺取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宝物。南宫哥浑身气息暴乱，双目赤红的大吼道：“叶圣，你是真该死啊！”这股恐怖的波动席卷了全场，感受着暴怒的南宫哥和其身上传来的滔天杀意，叶圣眼皮狂跳。上次勉强对付此人，完全是因为有着岁月轮的帮助，眼下这般情况，自己绝不是南宫哥的对手。但好在自己早早在这里布下了阵法，叶圣也没有太过惧怕，而是质问道：“南宫哥，我问你，那件宝物呢？还有那魔焰枭虎都在哪里？”轰！话音未落，南宫哥便朝着那杀阵撞击而来。黄天神体的恐怖的力量让整座大阵不断乱颤。你个无耻的小贼，明明是你率先在此地设置杀阵埋伏我，这该是我问你才对吧？说着，南宫哥又是一拳轰出，一击磅礴惊人的去全芒爆发。可在这能够困住入圣境的杀阵面前，犹如困兽之斗一般，根本无法从中破出。叶圣见此眼眸闪烁，紧皱着眉头。前世那位修士在夺得那件宝物后便销声匿迹，莫非那人正是南宫哥？联想到其身为禁忌神族之人，居住在太古仙域，也无怪乎从那之后便再也没有这件至宝的消息下落。叶圣心中愈发于肯定了，就是他拿走了那件至宝，可又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但是却说不上来。叶圣沉默半晌，盯着杀阵中的南宫哥开口道：“南宫哥，你真的没有得到呢？”话还没说完，南宫晴的声音便立刻响起：“没错，南宫哥，胆敢背叛我禁忌神族，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虽然心中满是意外，南宫晴是怎么也没想到叶圣在此地放置的杀阵能够困住南宫哥，但如此大好机会，他怎能够放弃？本来还有些惧怕不已的神族小辈们，在见到南宫哥根本出来不了后，更是一下子换了副面容，猖狂不已的大笑道：“哈哈，南宫哥，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在这太原仙境当中，你莫非真以为自己无法无天了？叶圣，上，快点将此人杀了！”此言一出，一瞬间便激怒了南宫哥。南宫哥面色阴沉，浑身发抖。果然，叶圣，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坏我南宫哥的好事，今日我南宫哥必杀你不可！魔魂师，嗡！神王境级别的魔魂师出现，二话不说便以身躯朝着那杀阵撞击而去。砰砰！巨大的声响接连不断的传来，那插在地面的阵旗隐隐作动，好似要坚持不住了一般。见此，神族小辈急了，不断催促道：“这阵法不会坚持不住吧？叶圣，你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这群家伙！叶圣脸色跟吃了屎一样，狠狠地瞪了一眼这群神族之人。古罗地经运转，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看来也只能够杀了此人，搜索他的储物戒了。身为准帝，自然是杀伐果断，既然要动手，那就绝不能留下后患。叶圣一掌而出，拍出一记遮天蔽日的金色手掌，
从空中上方朝着南宫哥压下。汉天掌！被困在沙阵中的南宫哥根本就无处避让，他愤怒至极的怒吼道：“当真以为这破阵就拿定我了吗？”叶盛，震天图！耀眼的金色神芒暴起，一卷如山海绘卷一般的图画隆隆而起，朝着上方汉天掌迎接而去。轰隆隆！那震天图还在不断扩大，在一众人匪夷所思的目光之下，竟然生生撑起了这座大阵，阵气晃动得更为剧烈了。南宫晴俏脸一变，盯着那震天图喃喃道：“这气息是地兵！南宫哥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个来的地兵？”阵气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声。突然，南宫哥双眸迸发出一道摄人的光芒，大喝道：“给我破！”咔！阵气直接断成两半，那沙阵竟然在震天图压迫之下被粉碎。南宫哥长啸一声，化作一道流光从中而出，踏立于空中，浑身闪耀着金光，气血翻咆哮的黄天神体犹如一尊神王，压迫感十足。既然都来了，那今日你们都得死！他朝着一众人冲去，首当其选的便是叶盛。叶盛如临大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之色，吞噬神体不断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气。大轮灭日诀，神族小辈们立刻就慌了，这家伙是从哪来的地兵？为何连我们都不知道啊？完了，南宫哥可是斩元境的修为！南宫晴冷声大喊道：“都给我冷静点！我们这么多人在此，这叛徒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协助叶盛！”说完，清仓古焰便化作一道火海，在他有意为之下，朝着叶盛与南宫恩两人毫无顾忌地吞噬而去。神族小辈们也纷纷催动掌握神通，无差别地朝着两人轰击，感受着身后传来数十道令人惊惧的气息。晴儿，叶盛瞳孔一缩，难以置信地喃喃道：“为何连我也一并攻击？”南宫哥面色狰狞，冷笑道：“叶盛，你看看你做的好事，这群家伙好像连你一同也想杀了呀！”拥有黄天神体，再加上修炼了法相金身的南宫哥，自然是不惧这些神通。轰隆隆，这般惊天地的动响，仅仅是从中所泄出的一丝力量，便让方圆百里的参天大树画轰然倒塌。叶盛身前浮现九转轮盘，脸色煞白，他没有理会南宫哥的话，而是怒吼一声，冲上前去。轰！随着一声巨响，扑通扑通，一颗头颅滚落在地，在那地上倒着的竟是吴启族那位圣境祭种。他瞪大着眼睛，头颅被斩下，死不瞑目。一众吴启族之人脸色惊恐不已地望着一地的族人尸体。你究竟是什么人？苏九哥面色淡漠至极，甩了甩黑黄渊戟。在击杀这么多吴启族之人后，黑黄连一点血迹也没有沾上。这吴启族之人甚至连血液都没有，虽是圣境级别，可仅仅是肉身达到，无法使用圣人神通，在苏九哥面前也与之前那些人没什么区别。不禁有些无趣地说道：“还有谁想阻止本弟子的？”望着眼前一众瑟瑟发抖的吴启族之人，此刻竟无一人敢再出声。季冉小跑到苏九哥身前，死了这么多族人，他脸色却没有一点变化，反倒是还有些埋怨，看着地上祭中的头颅的说道：“众叔，我都已经说了，这位大人没有什么恶意的。被魂主印记所奴役，虽然并不会改变个人的意志，但若是关魂主的话，他甚至还觉得众叔死的理所应当。”在一众族人惊恐的目光之下，季冉笑着看向苏九哥，开口说道：“大人，我带您去吧，族长他们就在里面，还有神女大人呢。”苏九哥面无波澜，微微颔首，两人朝着洞穴深处而去，来到了一座黑漆漆的黑铁门面前。苏九哥能够感受到，在那门内有着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那股力量甚至已经超越了圣境。门外两侧看守着数十名吴启族守卫，他们面色不善，像是已经知道了外界的情况，高举着手中的兽骨长矛。站住，滚回去，再敢踏前一步！噗嗤，话还没说完，一抹光芒闪过，至尊神吼的利爪直接切割开了他们的身躯。苏九哥有些无奈道：“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就不长记性了？既然你说是不是因为你们吴启族还能够重生的原因，所以才这么无知无畏？”苏九哥看向季冉问，他想看看这魂主印记究竟能将一个人改变到什么程度。季冉想了想，随后一脸认真的点点头，说道：“大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苏九哥嘴角扬起，从其身上迸发出一股磅礴的力量，神王境的力量直接将地上那一具吴启族尸体碾成了齑粉，连渣都没有留下。又问：“那现在呢？”既然若是连身躯都没有了，那自然也就无法埋入圣土之中了。苏九哥点点头，看向地上其他的吴启族尸体，力量倾泻而出。而就这时，紧闭着的黑铁大门砰的一下重重被打开，从中冲出了一道呼啸的狂风。“阁下，还请住手！”沙哑苍老的声音响起。“终于坐不住了吗？”苏九哥咧嘴一笑，转身看向那黑漆漆的洞府之内，诡异的圆形台阶上布满着神秘的纹路，微弱的烛火点亮，在那台阶中央，一位垂目年古、身材矮小老人正拄着拐杖站在那。苏九哥随意的扫视了老人一眼，至尊境巅峰，而且不同于吴启族其他族人，在那老者身上似乎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至尊之力。季冉大喜道：“族长爷爷！”季木没有说话，昏暗的瞳孔悠悠地看了季冉一眼，随后看向苏九哥，浑身一震，眼眸闪烁出一道光芒。在苏九哥身上，季木清晰地感受到了地气，这足以说明眼前这位金发青年是与某位大帝有关之人。季木漫步上前，边走边说道：“大人，不知我吴启族究竟是犯了何事，才会受到如此惩罚？”苏九哥眉头一挑，淡淡的开口道：“也不是什么大罪，无非是惹得本弟子有些不快罢了。”竟然是位弟子！季木瞳孔大战，
他缓缓来到苏九哥身前，恭敬地拱了拱手：“我乃吴起族族长季木，见过少帝大人。我吴起族多有得罪，还请少帝大人见谅。”季木神情有些动容地说道：“这一天终究是来了。”早在见到神女的那一刻，季木便知道太原仙境估计用不了很久便会出事。在此期间，他还万般嘱咐了族人不要去往地表修生养息。可没想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季木敬畏无比，尊敬的少帝大人，请问您屈尊光临我吴起族是为何事？他那佝偻的身躯姿态放得更低了。一位少帝，这根本就不是他吴起族能够惹得起的存在。苏九哥打量着空荡荡的四周，皱了皱眉头。天命主角也不在这里。苏九哥淡淡的说道：“你吴起族其他的族人呢？”季木，他们都在圣地之中，还有不少族人还未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在季木的一番解释之下，苏九哥大概了解到了吴起族的确是如苍穹仙族竞技神族那般仙古时期的遗珠。太原仙境是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而他们则是因为某些原因将自身埋葬进圣地之中，一直沉睡到了1000年以前才逐渐苏醒。到如今，还有不少族人依旧没有醒来。苏九哥地眸闪烁，缓缓开口道：“带我去你们圣地。”这让季木有些犯了难。圣地那可是他吴起族至高无上的地方，绝非一般人能够进入，更别说如今神女还在其中。苏九哥，季木浑身一颤，在这巨大的压迫之下，无奈只好点点头说道：“少帝大人，还请跟我来。”在吴起族长季木的带领下，苏九哥等人来到了一处暗无天日、漆黑无比昏暗之地。这里是更为深沉的地下，仿佛是另外一片天地的地底世界。正上方，赤红色犹如晚霞一般的云层弥漫于倒悬的基岩之下，脚下踩着的是一望无际黑色土壤，这里散发着苍凉寂寥的气息。看着脚下所踩着的土地，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心里大震。这是神物息壤神土。息壤神土仅仅只需要一块便能够演化出无数的土地，这种神土只存在于传说仙古时期，还从未有人见过。哪怕是苏九哥也是仔细感受了好一会才想起这件神物。脚下这片土地竟然皆是从息壤神土中演化而出的，吴起族死后埋葬之地便是这吗？季木悠悠地叹了口气，赞叹道：“少帝大人好眼光，这息壤神土正是我吴起族的神物，我族之人陨落之后也都埋于此地，重新等待苏醒。”知道瞒不住这位弟子大人，季木索性也没有隐瞒。苏九哥微微颔首，地眸闪烁，不愧是从仙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种族，底蕴丰厚，连息壤神土这般神物都拥有。你们吴起族的其他族人呢？季木大人还请跟我来。越是往深处走，从中传来的气息便越令至尊神吼躁动。苏九哥看了他一眼，感受到什么了？至尊神吼低声回应，像是不安似的晃动着四肢。这股似曾相识的气息令他有些激动。不知走了许久，季木带领着苏九哥来到一处祭坛前，在祭坛下方，数百名吴起族之人目光虔诚跪于地面，似乎在膜拜着什么。当见到族长来时，吴起族族人带着异样的眼光看着苏九哥。苏九哥朝着台上看去，瞳孔猛地一缩，仿佛见到了什么莫大的恐怖一般。第一次试探，在那祭坛中央，竟是位身着一袭白衣的绝美女子。那女子盛颜仙姿，不染凡尘，犹如夷陵凡世的神女一般，面容清冷绝美，发丝乌亮，冰肌玉骨，肤若凝脂，浑身曲线惊人的完美。那对清澈的美眸犹如清泉流响，举手投足之间浑然天成，似与这方天地融为一体。世间一切美好之词都像是不足以形容那份美丽，而她的修为更是惊人的恐怖。圣境，季木缓缓地说道：“少帝大人，我们到了。”他看向苏九哥，苏九哥此刻的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怔怔地望着祭坛上方。姓名：秋莲月，身份：纪元主角，地落，性格：淡漠、安静、忠贞，境界：圣境一重，体质：先天道胎圣体，功法：宝物，当前气运值3万，长青大帝之女，地落时代身怀先天道胎圣体的绝世女子。秋莲月，这怎么可能？苏九哥难以置信，心里更是翻江倒海。祭坛上的那位女子的出现，无异于是一击重磅，瞬间击破了苏九哥的心灵防线。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那些天命主角的震撼感。苏九哥忍不住喃喃道：“卧槽，真是活见鬼了。”秋莲月似乎也注意到了下方的苏九哥，那数万年未曾有过波动的眼眸泛起了一丝涟漪。好！至尊神吼亲昵无比的低吼着，硕大的瞳孔中满是依赖。从老远他便感受到了这股熟悉的气息。苏九哥整个人都傻了，脑瓜子嗡嗡的。这家伙不是都应该死了吗？他便是那天命主角。他心里是1万个没有想到，这位先天道胎圣体竟然还活着，而且还会在这种地方。此刻在他心里，什么息壤神土、吴起族的宝物都不重要了。苏九哥慌不择路的立刻转身，看着至尊神吼说道：“6！”可至尊神吼竟然跟头倔驴一般，无论苏九哥说什么都无动于衷，反倒是赖着不走了。苏九哥索性连至尊神吼也不要了，直接拔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季木有些不明所以，可就在这时，嗡！无数道气息冰冷刺骨的寒冰轰然升起，在苏九哥身前筑起了一座座冰墙，从四面八方将其包围。圣境的气息将苏九哥牢牢锁定，犹如瓮中之鳖，根本就无路可走。一缕轻渺的寒风飘过，如珠落盘，清脆悦耳的女声响起：“你很怕我？”秋莲月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苏九哥身后，苏九哥浑身僵硬在了原地，缓缓地转过身，十分勉强地挤出了一抹笑容，开口道：“早啊。”秋莲月没有说话，而是沉默地看着他，那绝美动人的脸庞平静无比，
一直盯了好一会，才悠悠说道：“苏九哥，好久不见。”苏九哥眼神躲闪的厉害，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心底那可是1万个后悔啊！自己老老实实收割完叶盛南宫哥那2个天命主角不好吗？非得犯贱跑来这种地方，这并非是因为他怕了。虽然平时嘴上说着自己身怀先天混沌体，根本不弱于先天道胎圣体，与他五五开，但在帝洛时代，自己记忆里可谓是一次都没有打赢过。好吧，确实是有一点怕，不多。苏九哥承认，先天道胎圣体的突破速度之快，简直是令人发指。而从系统所显示的面板之中可以看到，秋莲月乃是统治着一整个时代的天命主角，气运值更是夸张的，足足有30万之多。这怎么打？苏九哥索性直接开摆，闭上眼，双手一摊，你打吧。秋莲月愣了愣，站在原地没有动作，场面一直沉默了好一会。苏九哥这才慢慢睁开一只眼看了过去。不得不说，秋莲月的容颜，哪怕是自己曾经见过不止一次，都会被其所惊艳到。先天道胎圣体本就是亘古无一、天地眷顾的宠儿，像是老天爷的亲生女儿一样，每一处都是那么的和谐动人。那种美是超脱凡尘，不属于这个世间的美丽。秋莲月摇了摇头，轻声道：“我不会打你的。”长青大帝还在世时，自从被父亲训斥过一番，女孩子家的不能那么暴力，冷言寡语，会嫁不出去的。以后，秋莲月就收敛了许多，更别说两人皆是来自帝洛时代，跨越了数十万年之久的古之妖孽，一种别样的情愫油然而生。苏九哥地眸闪烁，在确定了秋莲月不会动手之后，开口说道：“你也被封印进了太古神渊当中。”秋莲月，苏九哥何时破封的？秋莲月1年前，似乎想起了父亲的教诲，觉得话说的有些少了。秋莲月又补充道：“从无边之海。”无边之海，苏九哥微微颔首，那是一处生命禁区，哪怕是大帝也不敢过多涉足。长青大帝将这女人封印在无边之海，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苏九哥，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秋莲月迷路了。苏九哥一愣，还真是个朴实无华的理由啊。他都快忘了，这女人还是个路痴。这里可是太原仙境，你还能迷路到这？你不是圣虚帝女吗？怎么成无起族神女了？不知道，他们说的。他们说你就做。来多久了？两人一问一答，这天一下就聊死了，场面一度变得十分尴尬。苏九哥不知道说啥了。这时，秋莲月摘下了玉指上的一枚储物戒，递了过去，认真的说道：“这个给你。”什么？苏九哥有些疑惑。秋莲月，礼物。储物戒上还残留着一丝清香。苏九哥将那枚储物戒接过，将神识探入其中，浑身一震。其中不仅有着数不清的海量灵石，更是堆放着几件地兵与无数由长青大帝亲手炼制的圣丹，光是青帝丹便有不下数千枚，其他保命之丹、修炼之丹更是数不胜数。这数量简直可以媲美的上一整个超级势力的所有资源了，填充的满满当当的。而更为令人窒息的是，苏九哥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万物鼎器，这他妈不是徐年的机缘吗？这你也有？苏九哥眼睛都瞪直了，看向一脸平静的秋莲月问道：“这万物鼎器，你是哪来的？”秋莲月老实说道：“找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万物鼎器是他身上的，好像是你的仇人，我就帮你杀了。”好家伙，原来徐年是被你杀的。苏九哥深吸一口气，本来还打算狠狠地报复一下那个敢劫湖本弟子的人，现在想来还是算了吧。等等，苏九哥注意到了其中的关键，有些古怪地说道：“找我？你从太古神渊中破封以后，就一直在找我？”秋莲月轻轻点头。苏九哥疑惑：“找我做什么？”秋莲月，父亲让我醒来以后跟着你。那日，无始大帝的声音传遍了诸天，万物鼎器是送你籍贯的礼物，这些是嫁妆，我身上的暂时只有这些了，其他的都被父亲埋在圣域当中。苏九哥闻言，罕见的沉默了一会，看着这个不远万里一出世便寻找自己傻不拉几的女人，不禁有些无语。手中那枚储物戒，应该都是长青大帝死后为他所留下的资源，其中随便拿出一件，都是足以令诸天疯狂的无上至宝。毕竟这可是一位陨落大帝所留下的财富，而那大帝更是一位神级丹师。苏九哥缓缓上前，将那枚储物戒重新递了回去，开口说道：“这万物鼎器，本弟子没收了。至于其他的，既然是你父亲给你的，你就自己好好留着吧。以本弟子的身份，根本就不缺这些东西。万物鼎器本就是自己内定的东西，至于其他的，这可是原则上的问题。”秋莲月看着手中那枚储物戒，美眸中透露出一股失落之色，轻声喃喃道：“不喜欢吗？”见他这般模样，苏九哥叹了口气，颇为无奈地说道：“没有，这万物鼎器倒是本弟子现在需要的。多谢。”秋莲月缓缓抬起头，美眸紧盯着他，朱唇轻启，问道：“真的？”苏九哥：“真的。”秋莲月，你喜欢就好。看着眼前这楚楚动人、宛若仙子般的秋莲月，苏九哥语气不由得柔和了一些，有些奇怪地说道：“你既然都已经从太古神渊中破封，想要找我，那为何不来苏家？”照秋莲月的说法，他出世的时间与自己差不了多少，而且又有自己父亲及冠礼那一件事，按道理来说，就算是爬也爬到苏家了吧？难道又是因为路痴的原因？苏九哥心中暗暗想到。当见到秋莲月那一脸不解，还歪了歪脑袋的模样，苏九哥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道：“你该不会是压根就没想这一点吧？”秋莲月老实道：“这个傻女人。”算了，苏九哥差点没绷住，你这个样子很容易被人拐卖的。算了，还是先带回苏家再说吧，看父亲那边怎么说。
长青大帝生前就与自己父亲关系不错，苏九哥自然也不会放任秋莲月置之不顾。但看这女人的情况，恐怕帝洛时代选择进入太古神渊之中等待破风的天骄不在少数。神渊虽少，但对于那些底蕴雄厚的超级势力来说，也并非是没有的。保不准以后还能遇到一些老朋友。苏九哥看了看四周的冰墙，无奈地说道：“女侠，将神通收了吧。”秋莲月点点头，周围的冰墙顷刻间轰塌。至尊神吼凑了过来，亲昵无比地蹭了蹭秋莲月，口中发出低吟。秋莲月伸出玉手抚摸了一下他，轻声道：“大皇，你都这么大了。”一众无起族之人有些焦急愤怒地冲上前来。神女大人，你这家伙要对神女大人做什么？季木见此大喝道：“都给我住手！这位可是一位少帝，都想死不成？”少帝！在场一众无起族之人脸色大变。族长季木看了看神女与这位少帝大人，从之前的举动可以看出，这位少帝显然是与他们神女认识的。季木上前朝着秋莲月询问道：“神女大人，您可是与这位少帝相识？”秋莲月微微颔首。季木眼神一喜，既然是神女认识之人，那这就好办了。他本来还以为无起族会遭受到一场无妄之灾，被掠夺所有宝贝，可令他接下来没有想到的是，秋莲月竟然玉手轻抬，在那祭坛中央所贮存的一块暗黄色的土壤与一枚巴掌大小的王印，竟然漂浮而来，出现在秋莲月身前。秋莲月美眸平静地看着这两件神物，在一众无起族之人震撼万分、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主动将其送到了苏九哥身前，开口说道：“这是息壤神土，这是神皇罗印。苏九哥，你需要吗？”这一下可直接把无起族之人给看傻了眼，立刻就炸开锅。神女大人，这万万不可呀！我族神物怎么可以交给一个外人？既然有些不解的喃喃道：“给这位大人有什么不好的？”连族长季木也是浑身一震，表情变得僵硬无比。他是万万没想到，神女和这位少帝大人认识，自己本以为无起族能够免去无妄之灾，却不料神女竟然主动将这些至宝献给那位少帝。季木赶忙上前，颤抖地说道：“神女大人，这是何意？息壤神土，这可是我们无起族的至宝啊！我无起族之人便是靠着这圣土才能够一直存在的。您这么做，那我无起族数千位还在沉睡的族人该置于何地？更别说这枚神皇罗印，乃是号令八族的至宝，这可是您身份的象征。”哦，还有这种事？苏九哥细细打量了一眼那枚王印，青铜材质，古老厚重，从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不亚于任何一件帝兵。苏九哥看了眼季木，问道：“这神皇罗印是个什么东西？为何你会说是八族至宝？”季木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少帝大人，还望您手下开恩。神女大人拥有先天道胎圣体，乃是我仙古八族预言之中的大势之主，吴起、九霄、元灵，而这枚神皇罗印更是神女大人身份的象征。仙古八族。”苏九哥地眸闪烁，开口道：“按你的意思说，从仙古时期存在至此的种族，不仅仅是你们吴起族一族，还有其他七族？”季木一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脸色一变，随后悠悠地说道：“这个其他七族是否如我吴起族一般沉睡，这还不太清楚。”苏九哥从他的表情便大概能够猜到个七七八八了，眼神有些玩味地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秋莲月，笑着打趣道：“想不到你还成为了这什么八族共主。秋莲月，这神皇罗印对我来说无用，那我就收下了。”苏九哥随口说道。秋莲月想都不带想的，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苏九哥笑着看向季木，说道：“我想，既然莲月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共主，那么以她的身份地位，哪怕是没有这枚王印也是没有关系的吧？”季木一震，眼神犹豫无比。这王印是先知大人所留下，是权威的象征。苏九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在季木眼中活脱脱的就像是一个土匪，但笑道：“这王印不错，倒是配得上本弟子的身份，本弟子就收下了。”说完，苏九哥便将这神罗皇印收入囊中。亲眼看着这枚至宝被苏九哥收下，在场的一众无起族之人眼睛都红了，可是他们又毫无办法。看向那脸色平静，甚至嘴角微微扬起的神女大人，无数人在心中咆哮道：“神女大人，您倒是说句话！”苏九哥转身看向秋莲月，想了想后说道：“既然他们都将你视为神女了，那这息壤神土就自己留着吧。息壤神土只能作为收藏品，亦或是炼器用的材料，但其意义对整个无起族之人来说，那就不一样了。自己出世后上，且身后站着一整个地族苏家，还有大帝父亲。而这傻女人背后空无一人，又身怀先天道胎圣体这般恐怖绝伦的体质，保不准有人会有非分之想。虽然不知怎么的秋莲月莫名其妙就成为了仙古八族共主，但是从无起族这群人恭敬的模样不难看出，这似乎不是件坏事。季木正在了原地，因为无起族比较特殊的原因，其余七族将这神皇罗印交给他们掌管，负责寻找出事的神女大人。可如今没想到，这位神女大人亲手将八族至宝给交了出去，还很开心的样子。这怎么办？一想到其余七族苏醒后的场面，季木就有些欲哭无泪。苏九哥沉吟了一会，似乎觉得自己收了这傻女人这么多东西，有些不太好。苏九哥想了想，朝着秋莲月说道：“我也有个东西要送你。”秋莲月一愣，失神了好一会，随后美眸绽放出一抹光亮，有些不敢相信苏九哥竟然会送东西给自己。什么？这还是两人认识以来他第一次给自己送礼物。秋莲月宁静的内心不由泛起一丝波澜，隐隐有些期待之意。被他这么一直注视着，苏九哥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摸了摸脸颊，说道：“神吼，那个1000呢？”至尊神吼会意
张开血盆大口，其中有着一道黑色的漩涡盘踞，感受到了外界的气息波动。从那黑色漩涡里竟探出了一个圆不溜秋，头上顶着一只晶莹小脚的小蛇，正是幼年冰灵寒蛟1千。1千左顾右盼，当看到苏九哥时被吓了一跳，赶忙又将头缩了回去。苏九哥脸色一黑，直接大手一抓，将其从中吸了出来。看着手中那挣扎不已的小寒蛟，苏九哥将其递了过去。喏，这个小家伙给你，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秋莲月接过，先天道胎圣体传来的气息让小寒蛟感到亲和无比，莫名的亲近，而且竟然微弱的洗涤着体内的血脉。1千在秋莲月怀中安静无比，不挣扎也不闹的，还不时用身子蹭一蹭它。秋莲月盯看着手中的小寒蛟，美眸晶莹闪烁，喜爱无比。苏九哥的声音传来，我寻思着，你家里养的神猴不是被我爹捉了过去吗？这算我补偿你的。好家伙，用一只幼年的冰灵寒蛟换一头天地神兽至尊神猴，这般买卖也唯有苏九哥能够做得出来。苏九哥也知道这两者之间的不匹配，但没办法，秋莲月作为圣虚帝女，地位根本就不在自己之下，而她的父亲又是曾经天底下底蕴最为丰厚的长青大帝，一般的东西根本就不缺。思来想去，倒不如直接将1千交给他算了。我喜欢。秋莲月的声音忽然响起。啊！苏九哥看了过去，秋莲月正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表情，轻声说道：谢谢，这个礼物很喜欢。苏九哥沉默了，这傻女人可真是容易满足啊。这一幕可直接把一众无起族之人给看傻眼了。季木星在滴血。神女大人啊，您可知道您在说些什么？那只不过是一头血脉上限圣境的幼年冰灵寒蛟，而您之前给这位少帝的，那可是我们仙古八族的至宝啊，无价。可在秋莲月眼中，却将这小东西看得珍贵无比。这是他送自己的第一个东西，就连秋莲月自己都没有察觉，他的嘴角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这轻抿一笑，含蓄内敛，再配合上那老天爷精心雕刻的绝美容颜，刹那间的芳华，似乎天地都为之失色。哪怕是苏九哥也不得不承认，秋莲月的确是他见过独一无二、最为美丽的女子。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间响起：叮！天命主角南宫歌陨落，气运值归零，恭喜宿主获得气运值5000。天命主角叶盛万念俱灰，动用起源级岁月轮，燃烧精血遁逃，气运值损失6000。恭喜宿主获得气运值6000。听着耳旁系统传来的消息，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暗暗想到：南宫哥竟然死了，是叶盛杀的。还有叶盛的气运值怎么突然一下子损失这么多？像是注意到了苏九哥的异常，秋莲月轻声询问道：怎么了？苏九哥地眸闪烁，淡笑一声说道：没事。叶盛，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南宫哥双目通红，不顾一切嘶吼道。他那具神王境的魔魂师在叶盛的攻击下已经完全损坏，那铁面具也随之破损。南宫晴与一众神族小辈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魔魂师。烈叔，这怎么可能？那具魔魂师不是别人，正是他南宫家一位族人。神族小辈们大惊失色，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南宫哥这个叛徒竟然将族叔给炼制成了魔师。南宫哥，你真是猪狗不如，你枉为我神族之人！混蛋，这可是我们的族叔啊！我就说为何族叔自从出去一趟后就再没回来，原来是竟是被你给杀害了。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不愧是血脉不纯的小杂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族小辈们咬牙切齿的大声道，他们恨不得将南宫哥碎尸万段。南宫晴也是大为所震，深吸一口气，寒声道：南宫哥，想不到你隐藏的竟然如此之深，你们懂我南宫哥什么？南宫哥表情狰狞，杀气冲天的咆哮道：什么狗屁族叔，便是此人当着我的面玷污了我最为心爱的女人，我南宫哥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日。说话间，南宫哥朝着一众神族之人轰去一道滔天恐怖的神通。叶盛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前，九转大轮抵御这记神通，轰隆隆，庞大的威能乍起。叶盛脸色一凝，有些吃力的向后退了几步，手中的九转大轮都已经破碎，一身的伤比起南宫哥好不到哪里去。为了对付这具神王境的魔魂师，在晴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叶盛不惜又一次动用了岁月轮和吞噬神体的力量，这种感觉并不好受。好在这些时日晴儿给自己服用了不少珍贵无比的丹药，这才勉强让他能够撑到现在。有我在，就不许你对晴儿出手。叶盛，又是你！南宫哥怒火滔天，他算是明白了，有叶盛在的地方，自己根本就伤不了这群神族之人。叶盛，神族小辈们欣喜若狂。好啊，叶盛，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快将这叛徒杀了。出去之后，我神族有好处赏给你。叶盛，快点动手啊！叶盛哪里不想动手，只是他现在浑身骨头都仿佛被拆散了一般，只是强撑着一口气坚持在这。这群只会看戏的废物，一具神王境级别的傀儡，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呵呵呵，对面的南宫哥突然森森然的笑了起来。叶盛皱了皱眉头，你笑什么？南宫哥有些戏谑的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其身后的一脸冷色的南宫晴，肆无忌惮仰天大笑道：哈哈，我明白了，叶盛，我现在明白了，为何你要做到如此地步？你是不是喜欢他？南宫哥忽然低下头，眼神阴森刺骨的凝视着叶盛。叶盛心里一惊，见被识破了想法，表情飘忽不定，沉默着没有说话。南宫哥，想不到被我猜对了吧？南宫哥看着他身后面无表情的南宫晴，悠悠说道：叶盛，你可真是个傻瓜，被这贱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还不自知。你难道不知道她已经是那苏家弟子的人了吗？她只不过是在利用你而已。
不可能！叶盛立刻大吼，那只不过是苏家弟子紧紧相逼，绝不是晴儿自己的想法。你休要挑拨我与晴儿之间的关系。南宫晴，叶盛说的没错。南宫哥，我们这么多人，如今你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还敢再次大言不惭，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南宫哥笑得更大声了，哈哈，挑拨？我可没有。我与这件女人生活数十年，作为兄长，她是什么人，我能够不知道吗？叶盛，你跟我一样是个可怜人。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曾经还有个爱我的女人，而你不过仅仅是一个陷入自我幻想的可怜虫罢了。你给我住口！叶盛再也忍不住了，浑身气息高涨，携带着令人心悸的磅礴气息而来。古罗地经运转到极致，为了击杀这个家伙，叶盛不惜通过岁月轮，动用了前世身为准帝的无上神通。这股力量超越了在场所有人。来得好！南宫哥眼神一凝，毫不避让的迎面上前，两人皆将对方视为最大对手。这是两个天命主角的以命相搏。南宫哥怒目圆睁，应声怒吼回击道：“大道明灭！”轰隆隆，两股磅礴的力量交汇在一起，这巨大的震响令在场神族小辈们无不大惊失色。这叛徒的实力怎么能强大到这般地步？哼，这家伙隐藏得好深，恐怕早就居心叵测。叶盛呢？是谁赢了？雨落间，叶盛整个人重重地砸在众人身前，那处平地竟然被砸出一个深坑。轰！南宫哥也是体力不支地跪倒在地，他强撑着自己残破的身躯，狞笑道：“哈哈，叶盛，看来是我赢了。这都没死。”神族小辈们一下子慌了神，完了，叶盛都不是此人的对手。不要慌，我们还有请柬，何况这叛徒体内的真气恐怕也所剩无几了，我们一起击杀他。话虽如此，可是在场神族之人没有一个上前，皆是怕死无比。开什么玩笑，能够有机会从太古仙域到这来的，哪一个不是族中地位尊贵、养尊处优的子弟？自然是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的就去送死。南宫晴紧盯着对面的南宫哥，美眸闪烁。突然他换了一副面容，满脸担忧的朝着地上的叶盛大喊道：“叶盛！”赶忙过去搀扶住他。南宫晴从储物戒之中不断掏出疗伤圣药，递了过去，眼眸含泪，心疼不已的说道：“叶盛，快吃下它！”当听到晴儿关切的声音，叶盛头晕脑胀、模糊不已的神识也清醒了一些。噗呵，他大口吐出一口精血，感动万分的喃喃道：“不碍事，晴儿。”晴儿刚刚想必应该看到自己英勇无畏的那一面了吧？叶盛心中暗暗想到，就是这代价，对现在的他来说，未免有些太大了。南宫晴，那叶盛，你还有能力继续战斗吗？晴儿，我尽力了。叶盛感受了一下身体情况，摇了摇头，浑然没有注意到南宫晴那一下就阴沉下来的面容。这个废物，连南宫哥都解决不了，还得要我自己出手。南宫晴脸色冰冷，不过你放心。叶盛转头看向南宫哥，口中不断一血，有些艰难的咧嘴一笑道：“哼，南宫哥，以你现在的状态，恐怕也不好受吧？还能动手吗？”他体内的真气已经所剩无几了，对方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二人现在都陷入了低迷，两败俱伤。南宫哥冷笑道：“叶盛，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我可是斩元境的修为，你以为？”噗嗤！南宫哥话还未曾说完，突然从周围突升起一株株尖锐无比的藤蔓，直接贯穿了南宫哥的身躯。那藤蔓数以百计，直接将其串成了一个刺猬。苍灵腹！南宫哥呼吸一滞，难以置信地看着四周的一幕。可鲜血从他身躯喷涌而出，直接将这翠绿色的藤蔓染上一层诡异无比的美感。饶是一众神族小辈也没有反应过来。叶盛更是瞳孔一缩，立刻看向了身旁脸色冷漠至极，跟印象中差异万分的晴儿。南宫晴面色平静，轻声说道：“我的好哥哥，你也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也是斩元境的修为呢。”他用最平静的表情说着令人骇然的话。南宫哥的瞳孔逐渐涣散，失去光彩，他的嘴角忽然扬起了一个弧度，十分艰难的沙哑道：“想不到竟会是你。”终于像是解脱了一般，南宫哥的头颅重重的垂下。自此，南宫哥陨落。这样一位生来便身处在痛苦中的天命主角，或许死亡对他来说反而更是一种解脱吧。在场神族小辈表情跟见了鬼一样，谁也没有想到族女竟然会亲手杀了自己的兄长，哪怕这个人是族内的叛徒。南宫哥死了。有小辈还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不可置信的喃喃道。见南宫哥死亡，叶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除了那位令人感到绝望的苏家弟子，已经很久没有人能够将他逼到如此地步了。看着南宫哥那半跪着的尸体，从这些时日与这群神族之人相处的下，叶盛大概也能够明白为何对方会如此憎恨神族之人。叶盛在心中暗暗想到，如果你要杀的不是晴儿的话，或许我们还能成为一个朋友。叶盛转过头，当看着一脸冷漠晴儿，不带一点感情的晴儿之时，微微一愣，不过也没多在意，而是笑着说道：“晴儿，已经结束了。”南宫晴微眯着眼，但笑着说道：“是啊，恶心的虫子已经结束了。”叶盛，什么虫子？砰！一道黑影闪过，叶盛整个人就这么突如其来的被踹翻在地面。很快，耳旁便传来了南宫晴厌恶至极的冰冷声音：“总算是可以结束了。”啊！晴儿说什么？倒在地上的叶盛此刻整个人都是懵的，似乎还是不解气。南宫晴又是重重的几脚踹来，这几脚甚至动用了真气，直接踩断了叶盛的骨头。啊！叶盛顿时满头大汗，痛苦无比的嚎叫道。南宫晴俏脸布满寒霜，冷若寒冬，像是积压已久的怨恨终于可以得到释放一般。他一边狠狠地践踏着叶盛，一边不断的大声道：“去死去死去死！恶习的虫子，
你怎么不跟着那叛徒一起去死啊？一口一个晴儿，你知道我这几天有多恶心吗？这个称呼也是你这虫子能够叫的吗？若非是弟子大人吩咐，你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你就感到作呕。什么？这般刺心之言，叶盛表情一下子就变得苍白无比，身躯心灵不断的被双重击打。叶盛勉强从中看到了一丝南宫晴现在的样子，是那么的陌生和嫌恶。为什么？晴儿，你这是怎么了呀？叶盛满脸不解的大叫道。难道是我叶盛做错了什么吗？晴儿，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轰！南宫晴又是一脚狠狠地踩在了叶盛的头上。本就虚弱的叶盛浑身骨头都被踩碎了，根本就动弹不得，头陷入于地面之中，牙齿都被崩碎了几颗，满头是血。族女这般冷酷的模样，可是把一众神族小辈给吓得毛骨悚然的。平日里族女不是与这叶盛关系很好吗？他们面面相觑，一时间都不敢吭声。南宫晴一连发泄了好一会，气息才逐渐平缓来下。他眼神冰冷无情地看着脚下的叶盛，这几脚可谓是将叶盛的心都给踩碎了。为什么？叶盛，我告诉你，你在我眼里从始至终不过是一个恶心的虫子而已。若非是你还有利用价值，我早就将你给杀了。南宫晴此刻心情别提有多愉悦了，像是并不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叶盛。南宫晴蹲下身，看着一脸绝望窒息的叶盛，轻轻一笑，说道：叶盛，不过还得多亏了你呢。如果不是你的帮助，连我也没有把握在南宫哥手下救那么多的族人。现在既然南宫哥已经死了，那么你也可以下去了。一头鲜艳如火的红色秀发垂落，平日里那么美丽动人的面容，现在在叶盛眼中就犹如恶魔一般。可叶盛目眦欲裂，他不甘心地低喝道：为什么？晴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那苏家弟子威胁了你什么吗？南宫晴啪的便是一巴掌抽了过去。弟子也是你这种臭虫能够议论的？我告诉你叶盛，你跟弟子大人两者之间就如同天上的太阳与烂泥中的虫子，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弟子，叶盛脑袋一懵，在这一刻终于是知道了其中的一切。是他，果然这一切都是那苏家弟子做的。南宫晴，叶盛满脸不相信的怒吼道：我叶盛如此真心对你，我问你，你当真是对我叶盛一点感情也没有吗？傻瓜，那当然是为了你的机缘和吞噬神体啊。南宫晴笑盈盈的说道。你说什么？叶盛瞳孔一缩，自己明明没有告诉他吞噬神体的事情啊，可这为何？南宫晴笑脸一瞬间便冷了下来，他缓缓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枚透明的玉石，置换石。这可是苏九哥特地花费500点反派值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顾名思义，置换石的作用就如同置换之术一般，能够从中提取出特殊体质的本源之力。南宫晴将置换石置于叶盛的眉心，按照苏九哥教他的办法使用起了置换石的力量。嗡！一抹白光闪过，一众神族之人不可思议地看着一幕，喃喃道：族女这是要做什么？不知道，总之感觉不像是什么好事。族女大人可是真狠啊，先是亲手杀了那叛徒，想不到现在连叶盛这家伙也要抛弃。一众神族小辈们此刻甚至觉得族女比那叛徒还可怕。从置换石中传来一道庞大的吸力，叶盛的浑身血液开始逆流，本就凄惨无比的他面色突然变得狰狞了起来，耳鼻都在不断的溢出鲜血，发出痛不欲生、痛苦至极的叫喊声。仅仅是片刻不到的时间，置换石便将一团漆黑无比的吞噬神体本源给从中抽离。这一刻，叶盛双目泣血，滔天的怨恨直接充斥了他的脑海。我的体质，你夺了我的吞噬神体，南宫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南宫晴看着蕴藏着吞噬神体本源的置换石，嘴角扬起轻笑道：幸不辱命，弟子大人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巨大的仇恨很快便被疼痛所淹没。在失去了吞噬神体之后，此刻的叶盛无法再通过那源源不断的吞噬恢复，就如普通人一般无力。而更为恐怖的是，身体在这半月下来，南宫晴不断的投喂毒丹之下，那些没被吞噬、积压已久的毒素同一时刻爆发。叶盛的皮肤竟然开始融化了起来，状若狰狞，模样形同厉鬼。叶盛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躯逐渐融化，像是疯了一般的野兽怒视着一脸笑意的南宫晴，那目光择人而视，满是绝望与恨意。毒？是那些丹药？南宫晴点点头，欣赏着叶盛现在的惨状，蹲下身，轻轻捋起鬓角垂落的红发，虽是一脸笑意，但那如红宝石般晶莹的眼眸中满是淡漠与冷意，笑盈盈地说道：不得不说，你现在的样子真的挺适合你的。这令人骇然的场面，神族小辈们无不瑟瑟发抖，他们脊背发寒，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道：老实说，我现在有些同情这家伙了。叶盛眨眼间便成为了一个没有皮肤的血人。哼，他还想要说些什么？如此深的心机，恶毒的手段，这真的是自己记忆中的晴儿吗？叶盛突然想起南宫哥的那句话，原来晴儿早就已经是苏家弟子的形状了，这是来自灵魂上的打击。叶盛绝望痛苦地想到，求生的意志让他不断攀爬。南宫晴却缓缓起身，头也不回地淡淡说道：我们走吧。神族小辈们看了眼地上如同烂泥的叶盛，开口道：族女不管这家伙了吗？南宫晴冷笑道：哼，服用了我如此之多的毒丹，不出一炷香便会化作脓水，也多亏了这个虫子，让我的如今已经成为了圣级炼丹师。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一点点的消融。最毒妇人心啊！神族小辈们浑身一个机灵，赶忙跟了上去。而就在这时，在众人身后，一道恐怖磅礴的气息迸发。南宫晴脸色一变，猛地转过身去，
只见之前躺在地上的叶盛，浑身的气息变得惊人的高涨，像是回光返照一般。在其身后，岁月轮浮现，叶盛如同一个厉鬼一般，浑身都是腐烂的皮肉，唯有那对漆黑如渊的双眼，异常的狰狞摄人。叶盛沙哑的声音响起：“南宫晴，苏家弟子，你们很好。”从叶盛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令人心悸无比。南宫晴俏脸微变：“卧槽，这家伙没死，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从哪来的力量？”神族小辈们惊恐道：“叶盛，想不到你竟然还有保命的手段。”南宫晴冷声道。叶盛勉强压制住了体内的剧毒，怨恨至极的大吼道：“南宫晴，你这个贱人！总有一天，我叶盛会卷土重来，到那时，你禁忌神族和那苏家弟子都得死。”这个死字，叶盛说的格外的大声。咔！岁月轮转动，叶盛化作一道流光，想要遁逃出此界。这般速度，简直让人望而生畏。见叶盛还有余力逃跑，南宫晴脸色大变。糟了，那苦蛇玄丹，想不到竟然奈何不了此人。这些时日来，叶盛的手段，他算是见识到了。现在不除，日后必成大患。可眼下已经根本来不及了，只能寄希望于叶盛体力耗尽，死于毒丹之下。叶盛毕竟是天命主角，南宫哥尚且是因为被叶盛底牌耗尽，让他捡了便宜。可拥有2万气运值的叶盛，又岂是他能够对付的？南宫晴美眸闪烁，第一次有了后悔之意。而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淡笑声：“斩草就要除根啊！”这声音，南宫晴愣了愣，随后美眸狂喜，朝那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弟子大人，远处苏九哥正踏着至尊神吼而来，俊美妖异，一头金色的长发迎空扬起，气度霸道超凡，眉宇间尽显淡然之色。而其身旁是一位面容绝美平静，似乎什么事都不能影响到她的绝世女子。女子身着一袭白衣，超尘脱俗，一经出现，天地间一切都为之失色。如果说苏九哥是天上的那轮太阳，那么这白衣绝世女子便是相生相伴的皓月。两人的出场令下方一众神族小辈们微微失神，心神荡漾。那不是苏家弟子吗？他身边的是何人？好美的女子！南宫晴也是错愕片刻，美眸警惕地看着那白衣女子，心中同样疑惑不已。苏九哥看着下方的南宫晴，淡淡的开口道：“这错不是你应该犯的，乾坤未定，怎可掉以轻心呢？当然，其中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这是一个反派的自我修养。”苏九哥面色平静地说道，令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秋莲月站在苏九哥的身旁，他玉手轻轻一抬，从苍穹之上一道巨大冰凌如同陨星一般砸下，轰隆隆，一股让人浑身颤抖的寒意弥漫。众人看了过去，在那冰凌之中，竟然刚刚逃走的叶盛。两人落下，至尊神吼轻易地上前蹭了蹭秋莲月，秋莲月轻柔地抚摸着他的毛发了，连看都没有看南宫晴一眼。苏九哥缓缓上前，看了眼冰块中的叶盛，姓名叶盛，濒死，剧毒，身份天命主角，瀚海圣宗宗主亲传，年龄20，性格狂妄、隐忍、坚韧，境界归一境3重，境界跌宕，体质无，功法古罗地经、大轮灭日诀、撼天掌、瀚海天经，宝物起源集、岁月轮、残、九转轮盘、破损，生平经历准地重生，当前气运值11000。苏九哥恍然，怪不得这家伙一下子损失了足足6000的气运值，原来是吞噬神体已经被夺走了吗？而且看叶盛现在的状态，这女人也是真够狠的啊！南宫晴赶忙上前，俏脸有些激动地说道：“弟子大人，您来了。”他将那枚置换石拿了出来，递给了苏九哥。这是叶盛的吞噬神体本源。苏九哥不动神色地接过置换石，微微颔首，做得不错。得到弟子大人的赞赏，南宫晴显然是十分开心。他看了眼弟子身后正在抚摸着至尊神吼的绝世女子，有些疑惑地问道：“弟子大人，那位姑娘是？”苏九哥淡淡道：“这不是你应该多问的。”南宫晴一怔，随后点点头说道：“我明白。”苏九哥来到那冰凌前，被封印在其中的叶盛根本动弹不得，只有那眼珠依旧还能够转动。当见到苏九哥时，叶盛通红的双眼充满着怨毒与诅咒。苏九哥嘴角扬起，笑着说道：“叶盛，不用这么恨我，毕竟让你变成现在这样的又不是我。莲月，将他放出来吧。”苏九哥道。秋莲月没有说话。咔！那将叶盛囚禁在其中的冰凌一瞬间四分五裂，叶盛整个人的气息变得萎靡无比，岁月轮所带来的力量急速退去。本来皮肤溃烂、火辣无比的他，在遭到了这寒冰的包裹后，伤口竟然凝结了不少。不过这般冰火2重天的刺痛感，令叶盛疼得龇牙咧嘴。他直接双手撑着跪在地面，而起身后，岁月轮也是丧失了神华，变得平平无奇，摔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苏九哥笑着摇摇头，说道：“能够以归一境的修为越级击败斩元境的南宫哥，不得不说你很不错。”叶盛抬起头，怒视着他。苏九哥目光停留在叶盛身后的岁月轮之上，故作疑惑地问道：“这应该就是你的力量源泉吧？”苏九哥大手一抓，岁月轮之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在叶盛不断的透支使用下，本就残损的岁月轮暂时已经无法再调动出其中的力量了。苏九哥打量了一眼岁月轮，满脸笑意地说道：“不错的宝贝，本弟子要了。”叮！天命主角叶盛失去神物岁月轮，气运值损失8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8000，还给我！叶盛怒吼，他伸出手朝着前方爬了几步。苏九哥地眸有些怜悯地看了他一眼，用只有2人能够听见的声音轻声道：“别这么接，毕竟叶盛你可是准弟啊！”轰！这句话
直接炸响在叶盛的脑海中，瞳孔猛地一缩，整个人如遭雷击，甚至连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了起来。巨大的恐惧直接淹没了他的意识。不可能，不可能！他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作为重生之人，这个秘密叶盛从未告诉过任何一个人。此刻，叶盛感觉有一张无形的大手正笼罩着自己，自己就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一般，一举一动都被这苏家弟子所监视着。从瀚海圣宗真仙谷自己重生开始，似乎这苏家弟子便一直出现在自己的视野当中。莫非他也拥有岁月轮，也是重生之人？为何记忆中根本没有关于此人的印象？叶盛双目中满是惊惧。苏九哥见状不在意的一笑，说道：“别怕，我和你不一样，你这秘密对于我来说也根本无足轻重。”叶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话虽如此，可那苏家弟子的表情又像是在告诉自己，自己一直以来都被他玩弄在股掌之间。叶盛瞳孔惊惧无比的喃喃道：“你究竟是想要做什么？”他此时毛骨悚然，浑身发抖。做什么？苏九哥眼眸戏谑无比地看着他，眉宇之间满是嘲弄之色。你觉得现在的你对本弟子来说还有价值吗？叶盛心里一惊，随后凄惨地笑道：“是啊，你已经什么都得到了，真仙谷、晴儿，甚至是岁月轮。现在的他不仅失去了自己最大的底牌神物岁月轮，更是身负重伤，命不久矣。体内的丹毒又传来剧烈的灼烧感，可叶盛已经变得面无表情了。相较于肉体上的疼痛，比起心灵上的重重打击，根本就不值一提。杀了我！”叶盛哀心莫大于死，声音沙哑地说道：“早知今日，在当初第一次见到苏九哥时，他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击杀此人。”叶盛双目赤红，如同从地狱而来，恨得将苏九哥给生吞活剥，怒吼道：“快杀了我！”苏九哥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不会杀你的。”现在的叶盛就跟那当初徐年一样，哪怕是神物岁月轮都已经损失了，依旧还剩下3000的气运值，这也说明这个家伙还有机缘没有得到。一个准地重生的寻宝鼠，苏九哥可不打算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死去。苏九哥看向一旁的南宫晴，淡淡道：“你们在此地可有什么机缘现世？”南宫晴沉吟了一会，随后摇了摇头，开口道：“弟子大人，这倒是没有，都怪这个废物，明明说好此地有天大的至宝现世，可我们不远万里而来，却什么也没有见着，甚至连这废物口中的魔焰萧虎也没有看见。”南宫晴美眸有些嫌恶地看了地上狼狈不堪的叶盛一眼。魔焰萧虎？苏九哥怔了怔，忽然想起，这不是至尊神吼之前杀的那一头吗？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暗暗想到，按道理来说，以叶盛这个重生之人的身份是绝对没错的，而且不仅是他，就连另一个天命主角南宫哥也像是谁知道些什么，都往此地而来。两个天命主角都想得到的宝物，必然非同凡响，可为何他们都没有寻到？莫非是因为自己出现的原因打乱了叶盛的剧本走向？苏九哥越想越有可能。自从遇到叶盛以后，自己出手干涉的次数的确是有些多了，这样一来，恐怕会影响到叶盛记忆中的很多事。对一个合格的寻宝鼠来说，这可不行。苏九哥扫了叶盛一眼，地眸闪烁，沉默半晌后，淡笑着说道：“叶盛，我问你，你想活吗？”叶盛闻言，浑身一震，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就连一旁的南宫晴也是美眸大惊。弟子大人到底想要做什么？难道还不准备击杀此人？谁也不知道苏九哥的想法，但有一点，在生面前，没有人愿意死亡。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还活着，自己便有了翻盘的希望。叶盛冷笑道：“你会这么好心？不可能。”苏九哥玩味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以本弟子的身份，还不屑于对一只蝼蚁出手。”果然，叶盛瞳孔大战，这剧本他熟。这群自命不凡、身份尊贵的家伙，果然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重生前，他并非没有得罪过如苏九哥那般身份地位尊崇的妖孽，那群妖孽们无一例外，皆是自持身份，不屑对自己动手。可到最后，无一例外都死于自己手下。本以为这苏家弟子与自己所见过的妖孽不一样，如今一看，倒也没什么不同的。得到一丝生机，叶盛心中狂喜无比。现在的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没有皮肤的血人，就更不用提什么表情了。但是苏九哥明显的看到了叶盛眼中一闪而逝的那抹窃喜之色，一瞬间便将他的心里看了个七七八八，嘴角微微扬起，面色平静的淡淡道：“看来你也没那么想死啊。”见想法被识破，叶盛脸色一变，声音沙哑的开口道：“苏家弟子，你想要做什么？”苏九哥地眸微眯，也没有隐瞒，直言不讳道：“就算是告诉你，又如何？在本弟子眼里，你不过是一个寻宝鼠而已。在你剩余价值挥发之前，本弟子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让你死的。当然，或许某一天我改变主意了也说不定。机会，本弟子给你了，能不能把握，那就得看你自己的了。不想死的话，就努力的变强吧。”叶盛，他根本就不在意叶盛知不知道自己的目的，让他知道反而更好，这更会让他时刻充满着危机感，替自己寻宝。说完，苏九哥大笑一声，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嘴角含笑，一副游刃有余、拿捏在握的模样，仿佛自己在他眼中只是一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叶盛呼吸一滞，他如何不明白苏九哥的意思？苏家弟子是想让自己当他的寻宝鼠，靠着重生前的记忆不断的搜集宝贝，而他则是做那摘桃之人，浓浓的屈辱感由内而生。叶盛低着头，眼中满是滔天的愤怒，他死死地瞪着苏九哥登上至尊神吼那轻蔑至极的样子，暗暗发誓道：“这何尝又不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苏家弟子，我会让你后悔的。”在苏九哥与秋莲月登上那至尊神吼之后，南宫晴与一众神族小辈们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叶盛扑通一声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腹部那灼热无比的丹毒之力正在侵蚀着自己的身躯。苏九哥并不担心这个寻宝鼠的安危，毕竟一个天命主角在绝境之中总能够逆风翻盘，可是没有那么容易去世。果然，就在苏九哥与一众人走后不久，叶盛拖着一地的血液蠕动爬到那魔焰销虎的洞穴之中，他不断的搜寻，像是发了疯一般。就在这，叶盛双眼昏昏沉沉，头晕脑胀，像是马上就要晕过去一般。他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以及那滔天的仇恨信念，强撑着不让自己睡去。自己已经失去了吞噬神体和岁月轮这两大底牌，现如今只有那件宝物才能够让自己逆风翻盘。叶盛撑着最后一口气，在那漆黑无比的洞穴之中，他蓦然发现了一处隐秘无比、隔绝着外界一切感知的隐秘通道。在那处隐秘的通道，叶盛看到了那令他心心念念的至宝，一件散发着波光神韵、隐隐闪烁的晶石。那晶石旁边竟然还摆放着一张残破枯黄、不知存在许久的太古传送符箓。叶盛双眸迸发出惊人的生机，他奋力向前攀爬，如同着了魔一般，口中不断的念叨着：“我的。”终于，他如愿以偿了，双手一把抓住那晶石与传送符箓，不断祈祷着传送符箓还没有失效。嗡！在其周围爆发了一阵惊人的白色光芒，叶盛与那之前的晶石一同消失在了原地。在最后一刻，叶盛的意识也随之陷入了昏迷。正在至尊神吼之上的苏九哥微微一怔，他感受到了叶盛的标记突然消失在了此界，身上的标记极为细微，竟然出现在了距离此地亿万里的道域之中。苏九哥咧嘴一笑，眸光闪烁，看来我们的天命主角的确是意志力顽强啊。他甚至都好几次的以为中了南宫晴毒丹的叶盛命不久矣，看来自己还是有些低估了天命主角的生命力。就如同那些小说中说的一样，只要给主角留着一口气，他都能够从头再来。至于叶盛有没有可能突然崛起，威胁到自己，这是苏九哥从未考虑过的。苏九哥转头看了身旁那绝美的白衣女子一眼，一个2万气运值的天命主角和眼前这位足足有30万气运值的时代主角，有可比性吗？秋莲月似乎也注意到了苏九哥的目光，微微转头看了过来，那头晶莹透亮眸子如同一汪清澈的泉水，看上去是那么的纯洁无瑕，不染一丝尘埃。秋莲月一直盯着苏九哥好一会，这倒是让苏九哥有些不好意思了，开口道：“怎么了吗？”秋莲月摇了摇头，轻声道：“那个家伙的气息消失了。”那个家伙？苏九哥很快就恍然，点头笑道：“我知道。秋莲月，要不要我帮你杀了他？”苏九哥：“不用。”为什么？秋莲月歪了歪脑袋，有些不解。苏九哥见状淡笑道：“他对我还有用。”秋莲月面色平静，没有接着说话。苏九哥忽然问道：“你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万一他是个大好人，而我是个无恶不作家伙呢？”秋莲月闻言，美眸紧盯着苏九哥，许久才一脸认真的说道：“我帮你。”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表达了他的决心。苏九哥失笑一声，看着前方心情不错的弟子大人，后面一众神族之人里，南宫晴陷入了沉思。他似乎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喜怒无常的苏家弟子笑得这么的开心。平日里，哪怕是弟子笑的次数不少，但总是显得有些虚假。看着前方那白衣绝世女子，南宫晴美眸闪烁，一时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太原仙境的事，随着天命主角南宫哥的陨落，叶盛的重伤逃走，暂时也就告一段落了。剩下的就交给苏家的小辈们慢慢前来探索吧。随着苏九哥几人重新回到外界，苏家老祖们一脸大喜的上前，关切无比的朝着苏九哥询问道：“弟子大人，您可总算是回来了，您没事吧？没有哪里受伤吧？这太原仙境之行可还算顺利？”苏家一族抚须，笑呵呵的说道：“行了行了，你们这群老东西，以弟子大人的实力，这太原仙境还能有什么能够威胁到弟子的？倒是……”说到这，苏家一族一顿，耳旁突然没了老二老三他们的声音。他朝着苏九哥的方向看了过去，当看到苏九哥身旁跟随的白衣女子时，昏暗的老眼瞪得老大。卧槽，什么情况？弟子大人回来，怎么从太原仙境之中还带出个女子？而且此女不仅容貌惊为天人，修为比弟子大人还要高出一截，乃是入圣境的存在。设定：到胎体修炼速度超绝，天地宠，混沌体战力无双，实力层出不穷。进入神渊前，秋莲月修为便高于苏九哥。诸多苏家老祖们大为所震，纷纷凑了上去，仔细打量着绝美女子。而另一边，风老和雨婆婆也是看着一众神族小辈。风老皱了皱眉头说道：“秦丫头，为何少了这么多人？”神族小辈们告状道：“风老，都是南宫哥那个叛徒，是他背叛了我们神族，杀了不少仙境内的族人。是啊，那个畜生甚至还连族树都不放过，将其炼制成了傀儡。好在族女大人将其斩杀，否则我们都回不来了。”风老瞳孔大震，满是怒火的说道：“你说什么？”雨婆婆更是愤怒至极的寒声道：“我早就知道，南宫哥那个杂种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风老深吸一口气，老目摄人心魄，看着南宫晴说道：“秦丫头，你且将事情的经过如实道来。”南宫晴点点头，将事情一一告知。不过中间他省略掉了叶盛的存在，到最后还是在苏家弟子的帮助之下，他才成功击杀的南宫哥。风老可谓是越听越心惊，微微颔首，深深的看了一眼苏九哥，与雨婆婆对视一眼，开口说道：“老婆子，看来此次我等还真是要谢谢这位苏家弟子了。弟子不仅不计前嫌让我们神族之人进入这仙谷遗迹，更是拯救了秦丫头他们。”雨婆婆点点头，对苏九哥的看法也改观了不少。两人带领着一众神族小辈前来致谢，然后风老和雨婆婆两人双双告退一声。
准备重新返回太古仙域之中。而南宫晴也因为与苏九哥赌约的缘故留了下来，看着一众破开此界离开神族之人的背影，苏九哥地眸闪烁，嘴唇微张，朝着一组传音不知说了些什么。一组闻言瞳孔大震，显得有些骇然，随后一脸敬畏的点点头，给身旁的二组三组使了个眼色。一众苏家老祖也匆匆离开了此界，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追寻那刚刚离去的神族之人。因为就在刚刚，苏九哥传音道，那些离开的神族之人一个不留，都杀了，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对于这些神族之人，苏九哥可是一点好感也没有。若非是因为天命主角南宫哥与南宫晴在其中，他们还有点价值，早在籍贯里之上就打算将他们给杀了。而且他们是当真以为自己不知道他们心里的那点想法吗？一整座仙古遗迹的价值，苏九哥可不相信对方会这么轻易的放弃。在一众苏家老祖离去后，苏九哥看了看身旁的秋莲月，此时他正抱着那只小寒蛟，轻轻地抚摸着她光滑的身体。苏九哥一跃登上了至尊神吼，伸出手，笑着朝秋莲月开口道：“走，跟我回苏家。”秋莲月美眸闪烁，微微颔首，也一同登了上去。南宫晴则是站在原地，显得有些尴尬。在没得到弟子大人的首肯后，他自然是不敢贸然越位。可这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秋莲月竟然率先轻声说道：“你也上来吧。”啊！南宫晴懵了，不只是他，就连苏九哥也是怔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诧异万分。南宫晴看着一脸平静、面容绝美的秋莲月，不得不说，秋莲月与苏九哥极为相似，都是仅仅站在那里便令人望而生畏，心中不由自主的自惭形秽。南宫晴生得并不丑，作为竞技神女族女，可以说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可在秋莲月面前，依旧是免不了有些自卑。苏九哥淡笑道：“既然连莲月都这么说，南宫晴，你也过来吧。”本来他还以为秋莲月会因为南宫晴的原因有些不快，但现在看来，并没有传说中的那种修罗场的出现。南宫晴茫然的点点头，十分自觉地站到了秋莲月的身后。三人一同返回了地族苏家当中。在离开之前，苏九哥忽然想起南宫哥那还有他黄天神体的本源没有拿到，在南宫晴的带领下，特地返回了一趟太原仙境中。虚空，至尊神吼速度极快，秋莲月与南宫晴两女的相处竟意外的融洽。秋莲月依旧是那副无悲无喜的面容，反倒是南宫晴拘束了许多。一路上，苏九哥随意的看了一眼此行所得到的反派值，配合暴击奖励，从刚开始进入此地1万不到，到如今足足有了3万之多。当能，这还是没有算上叶盛的吞噬神本源和南宫哥黄天神体本源的情况下，其中还有一件神物岁月轮，这些苏九哥都不打算回收给系统，哪怕他可以因此得到2份反派值。先天混沌神体对于这些体质本源来说，自然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苏九哥将从他们二人身上所得来的资源进行了兑换，叮，兑换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0。兑换而来的反派值还是一如既往的抠搜，苏九哥也没在意，地眸闪烁，看着自己的当前气运值32500，心情极好。此行一趟，不仅收获了不弱于因果神谋的起源级神物岁月轮，还有2枚体质本源和那吴起族族长口中所谓的至宝神皇罗印。至于叶盛好不容易得到并且带走的那件至宝，反正迟早也是自己的。苏九哥是这么想的，甚至于说还有意外收获。苏九哥看了眼秋莲月，笑着上前说道：“在想什么？”秋莲月望着一处方向，朱唇轻启道：“物是人非，父亲所留下的宗门应该也已经不在了。”他美眸宁静，不知在想些什么。苏九哥沉默了片刻，长青大帝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宗门，曾几何时，在这诸天之中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势力。只可惜，在强大的宗门势力失去了大帝的庇护过后，也自然是免不了没落。虽然有着自己苏家的照顾，但依旧是难以延续。苏九哥不知要如何安慰他，只好轻声道：“没事，我还在呢。”两人皆是帝洛时代的天骄，他能明白那种莫名的孤独感。他们就好像与现在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一般，没有人能够成为倾听者。秋莲月怔了怔，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有想到一向桀骜不驯的苏九哥也会这么说。秋莲月低着头，轻抚着小一千，小一千在他怀里显得格外的乖巧，慵懒地拱动着身躯。秋莲月轻声说道。一路无话。苏家族地内，苏家一众老祖们早就在此等候多时。在得知弟子归来后，族长苏天也带领着一众苏家长老前来迎接。苏天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一整个仙古遗迹啊！他从几位老祖口中得知，弟子大人为苏家垄断了一整个仙古遗迹，这是什么概念？曾经诸天之中有处仙古遗迹现世，任何势力皆是可以派小辈前去历练争夺，那可是一整个诸天的势力。饶是如此，那座仙古遗迹在如此之多修士们频繁的进入下，其中的资源也被开采了足足有100多年才枯竭，而到如今，其中还时不时有隐藏的宝物被人所发现。仙古遗迹里的资源足以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势力直接壮大成为超级势力，更别说是一座崭新出炉、未经人开采的仙古遗迹。苏天似乎已经看到有生之年里自己所带领的苏家蒸蒸日上，族中后辈天骄们层出不穷、欣欣向荣的场景，而他的名字也将被载入史册。吼！当至尊神吼缓缓落下，族长苏天第一个冲了过去，大声喊道：“弟子大人！”一众长老们也齐齐道：“见过弟子大人。”苏九哥面无表情，微微颔首：“都起来吧。”他与两女从至尊神吼上落下，苏天与一众长老们起身，当看到弟子大人身旁的秋莲月时，无不面色大惊，眼中满是惊艳与错愕之色。“弟子大人，这位姑娘是？”苏天倒吸一口凉气：“我滴个乖乖，
不愧是弟子，随便去一趟仙谷遗迹，都能带回个如此绝世惊人的女子，而且这绝世女子的修为更是恐怖的入圣境。苏九哥语气平淡，说出了一件让在场所有长老们都震惊无比的话：她是长青大帝之女。什么？苏天整个人都傻了，脑瓜子嗡嗡的，手颤抖的指着秋莲月，结结巴巴的说道：帝女。不仅是他，连一众苏家长老们也大为所震。这个消息未免也太过震撼了。长青大帝之女，那位可是年轻一代之中耀眼无双的存在，身怀先天道胎圣体，不在自己弟子之下的绝世妖孽啊！早在之前，弟子大人破封之时，就有长老曾经说过，既然连弟子大人都能够被封印进太古神渊当中，那么那位长青大帝之女是否也一样会如此？这下好了，随口一言，想不到竟然成真了。苏家一族轻抚着胡须说道：呵呵，都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太爷爷还在世时，吾就听闻过长青大帝与无族帝君大人关系甚好，弟子大人也与这位姑娘相识。言语轻松，浑然忘了自己之前在那太原仙境的入口处，表情也与苏家一众长老们一样精彩。苏天看着眼前这位大帝之女活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位帝女与弟子大人的关系绝不一般，连面对禁忌神族也面不改色，无动于衷的族长苏天赶忙带领着一众长老们上前拜见。见过帝女。长老们也是人精，自然明白族长的意思，齐声说道：见过帝女。秋莲月摇了摇头，轻声道：叫我莲月就好，我早就不是什么帝女了。苏天摆手：帝女这是哪里的话？既是弟子大人的旧识，那便是我帝族苏家的客人。苏九哥抬手道：好了，莲月以后会在我苏家住上一段时间。说到这，苏九哥转身看向一脸忐忑不安的南宫晴，淡淡道：你就暂且先去之前你们神族的住处，本弟子还有一些事要处理，你随意。南宫晴十分乖巧的点了点头。苏九哥，去吧。南宫晴告退一声，一众苏家长老们看着他离去的方向。他们虽然不明白为何弟子要留下这神族之女，但既然是弟子大人的想法，自然是没有人会去反驳。对于南宫晴，他们反倒是羡慕不已。在场的苏家长老中，哪个后辈里没那么一两个孙女？别说是外人了，就算是本族的天之娇女，都入不得弟子大人的法眼。所以南宫晴能够被弟子大人所看上，那简直就是他们禁忌神族的福气。长老们暗暗想到。在南宫晴离开后，苏家一组上前看了看一旁的秋莲月，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苏九哥淡淡道：莲月是自己人，直接说。一组点点头，面色恭敬的开口道：弟子大人，按照您的意思，那些禁忌神族之人都已经解决了，一个不留。说着，一组拿出了几枚储物戒指，那皆是神族之人的储物戒。苏逸仙见状，能够感受到上面的血腥味，微微颔首，淡淡的说道：做得不错。像是注意到了什么，苏九哥地眸微眯，开口道：你受伤了？他注意到了苏家一组右臂的怪异。苏家一组笑着说道：小问题，不碍事。风老毕竟乃是准帝，修为不在一组之下，再配合与婆婆两人的拼死反噬，哪怕是苏家一组也受了一些轻伤。这时，一旁的齐秋莲月芊芊玉指一抬，一枚晶莹圆润、碧绿通透的青帝丹浮现于一组身前。那青帝丹垂落下天青色的丹气，充斥着浓郁的勃勃生机，其品质显然比苏九哥手里的高出不止一截。储物戒之中不断闪烁神芒，一枚枚状若不凡、气息惊人的圣丹接连出现。若是苏皇吉在此，定会怒骂一声：好家伙，长青那个表里不一老东西，竟然还藏私！秋莲月绝美的脸庞平静无比，轻声道：这些是我的一点心意。苏九哥愣了，有些诧异的开口道：你这是做什么？这都是长青大帝所留给他的宝贝。秋莲月看了眼苏九哥，说道：我还有很多，想来应该对你的族人有所帮助。苏九哥不要，赠给他的族人也是一样。苏九哥，可能这就是富婆吧。他算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身为一个神级丹帝之女的豪气，突然有些忍不住想进入祖地深处问问老爹，好歹也活了10多万年，有没有什么隐藏的财富留给自己的。苏九哥想到，上到苏家一众老祖，下到苏家族长老们，每人都有，甚至还有些多余的神丹余出来的。在场苏家之人无不瞳孔大绽，感受着眼前那些丹药中磅礴的灵力。苏天更是惊呼道：青帝丹、冲霄明丹、白骨生魂丹，这些无一例外全都是失传已久的古制丹药啊！苏天面色激动的喃喃道：帝女，这如何使得？苏九哥没好气的看着这群苏家长老们，他们大多是这个时代之人，自然不知帝洛时代长青大帝是一位怎样的存在。虽站立在一众大帝之中算不得顶尖，但是其地位可是连自己老爹都得和和气气的说话。那是诸天之中唯一一位神级丹帝，长青大帝所炼制的丹药对大帝级别都有着十分显著的帮助。瞧你们这没出息的样，既然是连月给你们的，那就收下吧。苏九哥道。相比起族长与一众长老，苏家几位老祖就显得十分矜持。几人相视一眼，一祖沉声道：多谢帝女。苏天有些激动地收下那些丹药，上前询问道：弟子大人，那处仙骨遗迹要如何处理？苏九哥地眸闪烁，沉吟后道：派人看好，以后这仙骨遗迹就作为我苏家小辈历练之地，毕竟其中还有着不少古之妖兽与宝物共存，倒是一处不错的试炼之地。太原仙境中的资源足以让整个地族苏家所有人的实力更上一层了。苏天点点头，眼神充满着敬畏与狂喜地说道：明白。对于苏家族长之位，苏九哥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他的话在整个苏家之中绝对是说一不二的存在。在简单的交代完仙骨遗迹中的一些事项后，苏九哥便带着秋莲月离开了此地，返回自己住所当中。恢宏壮阔的宫阙内，
苏九哥朝着一旁的秋莲月说道：“这段时日，你就跟我住一起，若是有什么需要的话，直接跟族长说就好了。”秋莲月看了看四周，忽然问道：“不去拜见一下你父亲吗？”苏九哥摆了摆手，开口道：“父亲他老人家估计还在修炼，就不打扰他了。反正总有一天你会见到的。”苏九哥脸色有些古怪，他已经可以想到父亲在见到跟自己一样同被封印在太古神元中的秋莲月时那欣喜的模样了。早在帝洛时代，很小的时候，苏黄吉便经常带着自己拜访长青大帝，并且十分有目的给自己灌输道：“无儿，看到那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了没？为父跟你讲，只要你将她追到手，咱们苏家以后可真就吃喝不愁了，活脱脱的跟个老狐狸一样。”可碍于苏黄吉的实力，长青大帝明知道对方对自己宝贝女儿图谋不轨，偏偏还没什么办法，只能每次都气得吹胡子瞪眼。苏九哥抚了抚额，看着秋莲月说道：“我要闭关一段时间，圣皇道域很大，你没事也可以出去走走。”尹老在阴暗处，一道形同鬼魅一般的身影悠悠出现。尹老恭敬地说道：“弟子大人有何吩咐？”苏九哥，我闭关的10日里，替我保护好莲月。尹老遵命。秋莲月只是简单的说道：“我等你。”他一向都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也没有什么目的。因为身怀先天道胎圣体，又是位女子的缘故，就如同苏黄吉对苏九哥一样，长青大帝从小也将她保护得很好。对于秋莲月来说，在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2个男人，一个是自己的父亲，另一个便小时候唯一的玩伴苏九哥。除了这些和修炼，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苏九哥地眸闪烁，笑着上前看着他，开口说道：“等本弟子出关以后，带你去这诸天万界好好转一转，可好？”去诸天万界转转，去欣赏一下各界各域的大好山河，这也他所想做的。毕竟总是打打杀杀的，是个人也会劳累，适当的停下来去走走看看，放松一下，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人啊，总归得享受的嘛。顺便再去寻找各个道域之中有没有新的天命主角的存在。秋莲月抬起头，没有说话，美眸宁静无比，就这么一直看着苏九哥的眼睛。苏九哥也同样笑盈盈的盯着他。秋莲月心底泛起一丝涟漪，他微微颔首，轻声说道：“好。”苏九哥见状大笑一声，转过身摆摆手，说道：“走了。”望着苏九哥离开的背影，秋莲月美眸晶莹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苏九哥进入了一处古殿当中，大门紧闭，开启了闭关。而他所谓的闭关，自然也就是开始消费一下进来所得到的收获。苏九哥将岁月轮调动了出来，岁月轮在被叶圣使用了大半部分的力量之后，变得平平无奇。这件起源级神物本就是残破的，到如今苏九哥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作用，不禁开口问道：“系统，这岁月轮是什么情况？残破不完整的，难道还有其他的不成？”叮！回答此问题需要反派值500的庆。在得到3万多气运之后，苏九哥也难得豪气了一回。消耗反派值500。回宿主，岁月轮乃是起源级神物，如今已经破损，一共拥有3件，分别为素、金、骨，其中蕴藏着天地秩序规则神力，能够借取无上的力量，因人而异，并且使用者可通过岁月轮改变周围时间流速进行修炼。宿主手中岁月轮名为素，当前岁月轮中时间力量流逝需要等待100年自行补充，是否消耗反派值1000立即补充。还有隐藏消费项目，这狗系统怎么还夹带私货？苏九哥嘴角抽了抽，看着手中那平平无奇的岁月轮，地眸闪烁，喃喃道：“怪不得一夜圣的修为竟然能够击败南宫哥，的确是个不错的宝贝。补充吧，消耗反派值1000。”嗡！手中的岁月轮忽然闪烁起一道神芒，天地的秩序神链缓缓浮现于岁月轮四周，一道道玄奥无比的力量令岁月轮逐渐变得不凡了起来。一道10米左右的苍黄色领域将苏九哥所笼罩。手握着岁月轮，苏九哥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周围的时间似乎变得缓慢了下来。粗略估计，在岁月轮的领域下，里面的时间大概慢上了3倍左右。但是对于修炼突破、吸收天地灵气并没有任何的影响。苏九哥咧嘴一笑，轻声道：“的确是个好宝贝。不过按照系统这么说的样子，8成估计像叶圣这样的众生者应该还有2个，也不知道完整的岁月轮究竟能够迸发出什么样的神威。”岁月轮悠悠的高悬了苏九哥的身后，领域照耀着整座古殿。苏九哥大手一翻，那枚贮存着吞噬神体本源的置换石与南宫哥的黄天神体本源漂浮在了自己身前，一黑一金，这2枚神体本源隐隐闪烁，十分不凡，完全能够铸造出2尊拥有后天特殊体质的妖孽，可现在都将成为自己先天混沌体的养分。苏九哥地眸一亮，不禁喃喃道：“这能够创造出置换之术的家伙，可真是个天才。置换之术，帝洛时代的禁忌神通，无人知晓这是从何而来的，但是对自己来说，显然是极为好用。先天混沌体不仅能够融会贯通一切的大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其他的体质本源所吸收。当然，这并非是说明苏九哥便因此拥有其他特殊体质的所有能力，而是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随心所欲地通过先天混沌体进行切换，完美地使用出这些特殊体质的特性。就譬如拥有在海量资源时，他可以通过吞噬神体更好的炼化，战斗之中可以转换成黄天神体，从而拥有令人难以匹敌的强大肉身之力，手段诡异无穷，变化万千，这便是先天混沌体的恐怖之处。2道神体本源的力量被先天混沌体所融合，吞噬神体、黄天神体、亘古长青体，3大神体本源，3种本源体质之力在先天混沌体的糅合之下，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排斥反应，仿若生来便属于自己一般。苏九哥地眸之中星河交换，
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愈的惊人与恐怖。大手一挥，密密麻麻的极品仙石与数以万计的海量资源出现在了身前，其中更是不乏有着外界之中珍贵无比的天材地宝与圣丹。吞噬之力涌现，不断的提取出这磅礴浩荡的天地灵气，化作灵气之海涌入了身躯。相比起归一境的叶盛，苏九哥所能够仰仗吞噬的力量更是成几何倍的。这些天地灵气洗涤着身躯，浑身闪烁着莹莹白光，犹如浸泡在灵气之海。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喃喃道：“吞噬神体是这么用的。”轰！此刻，苏九哥仿佛化作了一个能够吞噬世间万物的黑洞，那些极品仙石中的灵力瞬间被抽空，缥缈雾霭的灵气化石，整个大殿充斥着数以亿万的天地灵气。再凭借着岁月轮的岩石之力，仅仅1天不到的时间，苏九哥神王境2重的修为便接连突破了2个境界，步入神王境4重，并且苏九哥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并非是吞噬神体目前的极限，只要吞噬神体没有达到饱和，所谓的资源这东西是他最不缺的。1月后，玄君道域石城桃村一处由茅草堆积而成的房屋内，叶盛猛地从床上惊醒，他满头大汗，瞳孔大瞪。晴儿，这一举动可把一旁的少女给吓了一跳。少女面容清秀，身着一袭粗麻衣，小手因为常年累月的干活显得有些粗糙，手中的碗一时间没有拿稳，砸碎在地。呀！叶盛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望向四周，面容满是惊魂未定，浑身传来剧烈的酸痛。他注意到了一旁的少女，眼神一瞬间就变得不善了起来。谁？你是何人？少女被这滔天的杀意吓得浑身发抖，赶忙说道：“我是看1月前在河边看到你昏迷过去，将你给带了回来的。”河边？当听到少女的话后，叶盛身上的气息平息了一下，他眼神不断闪烁，头疼欲裂，不断回想着记忆中的往事。对了，自己是通过那太古传送符随即被传送了出去。当想起太原仙境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叶盛咬牙切齿地说道：“苏家弟子南宫晴，你们2个贱人！”叶盛感受了一下身体状况，浑身一震，自己体内丹毒竟消了一大半，而且连伤势也好了不少，这让他有些意外。他又看了看自己的储物戒，那件至宝包括自己的东西一个都没有落下，全在。饶是如此，叶盛也没有掉以轻心，而是声音冰冷刺骨地开口道：“说你是何人？这是什么地方？”因为被南宫晴给背叛了的原因，导致现在的叶盛对任何人都不加信任，哪怕眼前之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保不准对方也是那苏家弟子派来的。少女被叶盛吓得骤然欲泪，有些颤颤巍巍地说道：“我叫楚莲，明明我救了你，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救了我？”叶盛闻言，脸色更加阴沉。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之女，毫无修为可言，怎么可能清除自己体内的丹毒和恢复自己的伤势？要知道，南宫晴可是圣级炼丹师。而就在这时，门外走来一坨悲枯瘦的老人，他悠悠地开口道：“年轻人，莲儿说的没错，的确是他救了你。”叶盛朝着那老人看了过去，瞳孔一缩：“虚神境，玄君道域，望天城，这里是玄君道域的中州之地，也是宗门灵力最为繁荣昌盛的地方。”在望天城中，无数路人纷纷驻足停留，望着那气宇不凡，如谪仙一般鹤立鸡群的俊美男女，不由失神片刻。好英俊的男子啊，金发，这是哪个大宗的弟子？也太帅了吧！呸！花痴！那个姑娘，哪怕是蒙着面纱，我也能感受到她的美。啧，我们中州何时又出现了如此绝世女子？难道是天问宗玄女楚妙音？我见过楚玄女，楚玄女的身材可没有此女那么完美曼妙。真想一睹这面纱之下的容颜啊，必然是惊艳世俗吧。人群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那对男女。金发青年眉宇领斜，桀骜不驯，体态高大神武，身着华服，气质霸道超群。而那白裙女子则是蒙着一层轻薄的面纱，手中抱着一条晶莹剔透的小含娇，美眸宁静似水，光是那对眼睛便令不少围观之人如痴如醉。正是从圣皇道域一路游山玩水而来的苏九哥与秋莲月。如今的苏九哥修为赫然已经达到了神王境7重，靠着吞噬神体与岁月轮，仅仅花费了半月不到的时间，便从神王境2重跨越了足足5个境界。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俨然已经不弱于先天道胎圣体分毫。耳旁的赞叹、艳羡之声不绝于耳。苏九哥看向一旁的秋莲月，有些无奈地笑道：“莲月，我都已经说了，你蒙着这个面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以秋莲月的姿色与那完美傲人的身材，再配合上与生俱来的那种宁静疏远，无论在哪里都是最为出众的那一个。在这半月的时间，苏九哥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带着秋莲月游历于各个道域之中，看遍那风和美景。虽然其中免不了有些不长眼睛之人，秋莲月看着他，轻声说道：“那我摘了。”苏九哥，算了，你还是带着吧。两人闲逛在这喧闹的集市当中，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自己苏家弟子的身份，倒是让苏九哥感到有些自在不已，难得的享受了一下这美好的时光。两人就这么漫无目的的走着，在此期间，苏九哥也没忘了自己的正事，那便是在这玄君道域内有着一位新的天命主角存在。苏九哥与秋莲月途经一家小贩，那小贩拿着一根粗壮的木杵，上面插满了鲜艳无比、色泽诱人的金银糖串，吆喝道：“卖糖葫芦了，卖糖葫芦了！”虽是望天城是玄君道域最为繁华的地方，但此地依旧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居多，过往的修士也寥寥无几，大多都为追寻那更高的境界而奔波。苏九哥眼睛眨了眨，他看向一旁的秋莲月，停了下来，开口道：“要吃吗？”“什么？”秋莲月有些不解。“糖葫芦啊。”
这可是个好东西呢。苏九哥不由得来了劲，上前询问道：“给我来2串。”好了爷。那小贩脸色一喜，摘下了2串最为大的糖葫芦，递了过去。苏九哥接过糖葫芦，十分接地气的吃了一口，甘甜可口，回味无穷，不由得眼眸一亮。不错，你尝尝。他将另一串糖葫芦递给了秋莲月，玉手接过，身为大地之女，秋莲月还从来未见过这世俗间的小食，看着手中那晶莹剔透的糖葫芦，不由得感到好奇无比，甚至动用了一丝神念试探。平平无奇，没有任何奇怪的波动。苏九哥见此，不由得大笑道：“哈哈，莲月，这就一普通的小食而已，你直接吃就好了，可没有那么多玄机在里面。”秋莲月歪了歪脑袋，轻轻地揭下了面纱，朱唇轻启，甚至比那色泽鲜艳的糖葫芦还要诱人。当一颗糖葫芦入口，那酸甜的味道让她美眸一亮，泛起了一丝涟漪，就像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一般，美眸眨了眨，又吃了一口。好吃吗？苏九哥笑盈盈地看着她。秋莲月点点头，怀中的小一千也眼馋不已，阿巴阿巴地张着嘴。秋莲月轻轻地摘下了一颗，送到了一千的嘴里。苏九哥转过身，看向一脸失神的小贩，赞叹道：“味道不错，多少钱？”小贩就这么张大着嘴，直勾勾地看着秋莲月那绝美的容颜，海达子都差点流下来了。仙子，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直到秋莲月将自己的面纱重新戴上，小贩才逐渐的回过神来。啊呀，这位爷，1两银子。作为玄君道域最为繁华的中州之地，这普普通通的糖葫芦嘛，自然也不便宜。苏九哥对这些不太了解，而且他的储物戒之中根本没有世俗钱财这一类的东西，随手扔出几枚仙品灵石，但笑着说道：“不用找了。”说完便与秋莲月离开了此地。当这仙品灵石一出，磅礴的天地灵气让过往的修士们纷纷停下了脚步，而那小摊贩更是瞪直了眼，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位爷给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石头，而是那些修炼者大人使用的灵石啊！小摊贩脑瓜紫嗡嗡的，手捧着那几块灵石，浑身激动的颤抖不已。卧槽，我没看错吧？那是灵石？这最恐怖的灵气波动，这至少也是极品灵石起步啊！这位公子究竟是什么来头？疯了吧？这灵石都够买几座山的糖葫芦了，而那些修为更为高深的修士们更是能够察觉到其中的不凡，以他们所在的层次，只能粗略察觉到那是比极品灵石还更高层次的灵石，莫非是仙品？在苏九哥走后，不断有修士上前开口道：“10万两黄金，这几块灵石我要了，吾愿意收你为徒，入我天宗，如何？”缔结法器，这灵石谁都不要和我抢！幸福简直来得太过突然，那小摊贩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这2串糖葫芦竟然会是自己的天大的机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自知以自己的本事很有可能落得一个被杀人夺宝的下场。最终，在其中一位修士愿意收他为徒庇护的条件下，小摊贩将那几块仙品灵石给了他。秋莲月看向一脸笑盈盈，显然心情不错的苏九哥，美眸晶莹闪烁。在这半月的时间里，所见到的新鲜事物比自己在帝洛时代加起来的还要多。虽然十分普通平常，但是却让秋莲月感受到了很大的快乐。尹老的身影突然悠悠出现在苏九哥身旁，轻声说了些什么。苏九哥也没太在意，轻描淡写的说道：“以后这种事不用跟我汇报，直接杀了就是了。”极品仙石对这群修士意味着什么，苏九哥很清楚。这半月以来，觊觎自己与秋莲月之人更是数不胜数，更是不乏有胆大的修士想要杀人夺宝。好在有着尹老总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解决得干净利落。苏九哥与秋莲月走了一会，忽然这时候有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头屁颠屁颠的凑了过来：“这位公子小姐，算命吗？”苏九哥朝那小老头望了过去，姓名古元子，身份星罗神宗太上长老，性格吝啬吹嘘，境界圣人境6重，体质无，功法星罗诀天象神机，神机不算，宝物天策录道行棋宣罗八卦万变星盘，生平经历主角杀手。什么的情况？主角杀手？苏九哥微微一怔，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有些畏缩的小老头，身着一袭道服，留着白毛胡须，看上去倒是有那么一丝仙风道骨的模样。古元子笑眯眯地搓着手说道：“这位公子，不瞒您说，我乃星罗神宗的太上长老，我的卜算之术可谓是登峰造极，甚至连那隐世圣族、不朽道统等等大势力的天骄我都给算过呢。来一下。”秋莲月看了看苏九哥，苏九哥闻言不由来了一丝兴趣，眉头一挑，开口道：“哦，真有这么厉害的吗？”古元子信誓旦旦地说道：“那必须的，作为主角杀手，他的战绩可谓是辉煌无比。7000年前曾给一超级势力绝世妖孽算过，然后那绝世妖孽心魔入体而亡。4000年前曾经给徐年算过，告诉他乃是永生不灭之人，然后徐年死了。一直到最近这10几年里，曾经被隐世圣族林嘉林沧海请去，给他儿子林业算了一命，然后林业也不出意外归西了。在他古元子手里就没有算不死的人。对于自己的神算之术，古元子还是十分自信的，轻抚着胡须，颇有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这时身旁其他几个摊位的小贩嘲笑道：“得了吧，就你这个臭老头会算个什么东西啊？这位公子姑娘，这老头好几个月前就在我们这了，天天搁着坑蒙拐骗，还吹嘘自己是什么神宗的太上长老，我们这附近的人都认识他了。你们2位应该是刚来这望天城不久的吧？可千万别被这家伙给骗了。”古元子闻言气急败坏地说道：“你这家伙坏人生意，小心老夫诅咒你！”那几个小贩笑得更开心了。
哟，您老不是算命的吗？怎么改行诅咒别人了？古元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冷哼一声，愤愤说道：“懂不懂什么叫做尊老爱幼？哼，老夫乃是神宗的太上长老，不跟你们这群凡夫俗子一般见识。”苏九哥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拥有系统能够查看个人信息的自己，还能不清楚吗？这小老头倒是没有说谎，他还真是某个神宗的太上长老。只是这主角杀手的生平经历和吹牛的性格，倒是让苏九哥有些不敢恭维。古元子搓着手，他笑眯眯地看着苏九哥与秋莲月两人，见他们气质超绝不凡，衣冠楚楚，绝对是某个大势力弟子。那些修为越高之人，便越相信天命这种东西。知晓今天可能是遇到大肥羊了，古元子热情无比地说道：“嘿嘿嘿，这位公子，来算一算，我的相术可是准确无比。”苏九哥嘴角含笑，问道：“哦，真有那么准吗？既然如此，那你就先给他算一算。”苏九哥看向秋莲月，秋莲月，我不用。苏九哥就当是玩玩嘛，什么都得体验一下不是？古元子大笑一声，自负无比地说道：“那没问题。不过嘛，公子，事先说好，老夫这算命的价钱可不便宜。”古元子笑眯眯地说道。苏九哥淡淡道：“放心，少不了你的。”他倒是想要看看这老家伙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徒有虚表。古元子知晓这种天骄对这些身外之物向来不屑一顾，这种冤大头他最喜欢了，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屈掌一翻，一副八卦罗盘出现在了手中。那八卦不断转动，在其中央上方，一简书卷被神秘的力量托付而起，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之中。古元子左手托盘，伸出枯瘦的右手，三指一并，不断上下比划着什么，划过之处还伴随着一丝残留的白色气息。乍眼一看，还别说，真是有模有样的。一旁的秋莲月见状轻声说道：“你未曾运转体内功法，这八卦上也没有灵气波动，手舞足蹈，莫非也是什么仪式？”噗嗤，苏九哥在旁忍不住笑了出来。两人身份背景至高无上，自幼便在诸天之巅，若是世俗一些小玩物，可能还未曾见过，但若是法器灵宝一类，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见过，皆是能够感知到古元子这般卖弄一番，除了花里胡哨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苏九哥不由打趣道：“莲月，说不定这位神算子是在寻找感觉呢。要知道，施展神通之术，也要调整好状态才行。”秋莲月美眸闪烁，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见表演被当众戳破，饶是脸皮再厚的古元子也不由得老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的尴尬一笑，嘿嘿说道：“这个铺垫，对，是铺垫。他给人算命一向喜欢装神弄鬼，好让人觉得自己高深莫测。想不到今天算是遇到的行家了，看来不展露一手是当真不行了。”古元子暗暗想到。这一次，他运转起了神机不算这门星罗神宗的绝世神通，一缕缕玄奥无比奇妙的气息朝着手中那宣罗八卦旋转垂落。宣罗八卦咔咔的转动了起来。当八卦停留在坎水巷时，古元子抬起头看向了秋莲月，一脸认真的开口道：“还请这位姑娘将手放在这宣罗八卦之上，老夫要开始了。”秋莲月照做，玉手放在了这八卦之上。上方的天策录竟然被一股神秘无比的力量缓缓翻开，那竟是一张张的白纸，可古元子却紧盯着他，像是从这白纸中看到了什么，忽然皱了皱眉头，微微一愣：“咦，这是怎么一回事？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天策录不断隐隐闪烁，可从中却没有告知自己任何关于此女有用的消息。古元子上下打量了一眼秋莲月，眉头拧成一团，拍了拍脑袋，真是奇了怪了。苏九哥见状在旁笑着说道：“怎么，可有算到些什么？”古元子脸色变了变，还请稍等一下。古元子又加大了力度，宣罗八卦、神机不算，两种天算之力不断的试图窥探眼前秋莲月的来历与身份。手中的宣罗八卦更像是疯了一样的剧烈转动，都已经出现残影了，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古元子额头不禁落下了一丝冷汗，坏了，今天这宣罗八卦什么的情况？终于，不知过了多久，天策录中终于传来了一个有用的消息。古元子脸色一喜，来了。这一刻，他的意识没入了一片混沌雾霭的星域之中。这里的古星一颗接着一颗紧紧相连，每一颗都象征着一位生灵的命星。古元子在其中寻找了许久，有些疑惑的喃喃道：“这位姑娘的命星在哪呢？”当遵循着天策录所指引的方向，古元子缓缓抬起头，看向上空中那硕大无比、照耀着整片星域的金色命星，浑身猛地一震，瞳孔瞬间放大，表情更是跟见了鬼一样。我的妈！他还以为那是个太阳呢，这竟然就是那位姑娘的命星。此刻的古元子嘴巴大的已经可以装下一个鸡蛋了。想他活了7、8千年，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磅礴的金色命星，这命格简直是老夫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耀眼与强悍啊！古元子目光狂热，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只是令他有些奇怪的是，为何那姑娘的命星到如今还闪耀着无尽的神华，而围绕在其身旁作为陪衬的其他命星晦暗无比，除了极少数，大多都是毫无生机。这就说明那些命星的主人都已经死了。咔，像是什么东西被切断了一般，古元子的意识清醒了过来，他手中的宣罗八卦与天策录也变得安静。苏九哥，如何？古元子到现在都还沉浸在那颗命星的震撼之中，有些不敢相信，直勾勾地看着秋莲月。宣罗八卦配合天策录，可以推演出很多人的命格。他曾经给很多人算过，哪怕是再为出色的妖孽，在那片星域之下，命格也不过万丈大小。而眼前这位姑娘，命格简直庞大到足以用离谱来形容。若非是有着天策录的指引，他是真会将那颗命星看成是太阳。古元子老眼大战，自己今天真是撞到神仙了。
他悠悠开口道：“姑娘的命格，老夫生平从未所见。如此命格，未来必将是主宰这方大事、天命之人的存在。”思索了半天，古元子实在是想不到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只好这么说道。他几乎是肯定秋莲月能够成为诸天之巅的恐怖存在的，因为这种命格之人根本就死不了。一旁的几个小摊贩们听后，哈哈大笑着说道：“哈哈，公子，您被这家伙给骗了。几乎每一个找他算命的，他都会一模一样的这么说，然后再告诉人家命中有一大劫，开始坑人。你们懂个屁！”古元子瞪大了眼睛，怒骂道：“与往日不同，今天这位姑娘可是千真万确的天命之人啊！”古元子，只是这位姑娘的命格虽强大无比，但是似乎总是感觉有些奇怪。苏九哥，哪里奇怪？古元子就好像不是属于这个时代，命格曾经被人改写过一样。听着古元子的话，苏九哥地眸闪烁，连这都算到了，自己和连月的确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么看来，这老头好像还真的有些本事。苏九哥笑盈盈的开口道：“不妨再看看我的。”古元子点点头，他又如之前那般重新复刻一遍。公子，手。苏九哥在将手触及那宣罗星盘的那一刻，古元子脑袋轰的一下，意识瞬间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血红之地，与之前大不相同。在那里，他看见了一片的尸山尸海，阴沉漆黑的天空，万丈苍穹之上，无数金色的命星暗淡无光，天地间唯有那血红色的星辰诡异的闪烁着幽幽光芒，宛若世界末日一般。而更为令人震撼的是，那血红色的星辰竟然正在不断蚕食着一颗金色命星，一颗、两颗、三颗，那些被蚕食后的命星变得毫无生气，从空中陨落。突然，那血红色的星辰放大了无数万倍，万千命星在同一时间宛若流星雨一般密密麻麻地接踵而落。群星雨，这般窒息壮观的一幕充斥满古元子的双目。古元子惊恐万分的猛地睁开双眸，背后不知何时都已经湿透了。这不看还好，一看差点连尿都给吓了出来。呜呜！古元子瞪大着眼睛，恐惧不已地望着笑盈盈看着自己的苏九哥，浑身都在发抖。他赶忙躲避着苏九哥的目光，二话不受，将自己的一众法器都给收好，拔腿就跑。苏九哥拦在他的身前，淡笑着说道：“走这么急做什么呢？这算命的钱你都不要了？”此时的苏九哥在古元子眼中仿佛变成了一尊滔天的魔神一般。古元子吓得双腿发软，额头不断的流汗，惊恐的开口道：“不要了，不要了，公子，我就一个江湖骗子，我想起家中还有些事，我就不打扰公子了，先走一步。”开什么玩笑！眼前这尊不可名状的存在，连那些璀璨至极的星辰都接连的陨落，再配合上那尸山尸海，这足以说明了一切。苏九哥也未曾阻拦，而是轻声喃喃道：“星罗神宗太上长老古元子，若是你今天就这么走了，那本弟子觉得这星罗神宗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尹老的身影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古元子身前。若非是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身前，古元子甚至根本就感受不到尹老身上的一点气息。古元子瞳孔大震，至尊。当听到苏九哥用本弟子来称呼自己时，古元子像是想到了什么，呼吸一滞，一脸痛苦地想到：完了。尹老悠悠地说道：“弟子，请你过去一趟。”尹老的气息将他给锁定，仿佛一个不同意便会直接将自己给击杀。在尹老的威胁之下，古元子面露绝望地来到了苏九哥身边。这一次再看苏九哥的眼神可就大大不同了。本以为逮到只肥羊可以使劲的薅，可没想到这乃是肥羊啊，分明就是位恐怖的杀神啊！苏九哥看着古元子，淡笑着说道：“你不是说自己乃是神算吗？那你可有算到今天这一幕？”这不说还好，一说古元子就更加绝望了。玄君道玉在诸天之中也十分不起眼，不过是一中未道玉而已。这里修为最高者也才不过圣人，连至尊都没有。有谁能够想象到地族苏家的弟子大人会出现在这玄君道玉啊？还好巧不巧被自己给撞见了。古元子心里那个恨啊！想自己游戏世间千载，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一位活着的大帝之子还真是头一遭见。古元子哭丧着个脸说道：“在下星罗神宗古元子，见过弟子大人。”苏九哥摆摆手，淡淡的说道：“这么怕做什么？本弟子又不会吃了你。尹老，给他报仇。”尹老在暗中自然是将之前那一幕见得清清楚楚，也明白弟子的意思，随手甩出一枚储物戒，面色平静的说道：“这些都是弟子大人赏你的，还不谢恩？身为星罗神宗太上长老，他哪里缺这一点修炼资源啊？之所以给人算命，也不过是觉得有趣，想要显摆一番自己的神算之术罢了。不过既然是弟子大人所赏赐的，看来是不要也得要了。”古元子接过那枚储物戒，随意的将神识探入了进去，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呼吸都开始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这储物戒之中堆积如山的资源，其中更是不乏对他这个圣人境都有作用的丹药至宝。苏九哥不紧不慢的说道：“替本弟子办一件事，这些东西就都是你的了。当然，你没有权利拒绝。主角杀手，这般辉煌的生平经历，自己不好好利用一番怎么行？”古元子一听，脸色煞变，给这尊杀神办事，自己怕是10条命都不够。他可不想与苏九哥沾染上什么关系，生怕哪天自己就没命了。可碍于苏九哥的淫威，旁边还有一位至尊虎视眈眈。古元子眼咕噜转动了一下，有些试探性的问道：“弟子大人，不知是何事？”苏九哥笑而不语的看着他，开口道：“你这么厉害，不妨算一算。”古元子一脸苦涩的说道：“弟子大人，您就别为难老朽了。苏九哥，我要你去接近一个名叫叶盛之人，他就在这玄君道域之内，想来以你的本事，应该不难找到。”叶盛，古元子微微一愣，说道：“弟子您的意思可是要我？”说到这，古元子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苏九哥摆了摆手，
淡淡道：“本弟子只是想让你用你的神算之术，给他一点自信罢了。至于该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古元子闻言恍然，原来这弟子是让自己去坑蒙拐骗啊，还以为是什么呢？这是他擅长啊。古元子眼神闪烁，对于这素未谋面之人，不由得暗暗同情了起来。能够被这样一尊杀神，还是地族弟子惦记上，这叶盛恐怕也不是什么一般人。不过，任凭他什么身份，在他古元子手下就没有骗不过的人。想当初隐世圣族林家，林沧海可是被自己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更是不惜花了大代价找自己给他那宝贝儿子算上一命。算算时间，也应该差不多到他那儿子命中结束的时候了，也不知道度过了没。觉得也不算什么难事，何况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拒绝的权利。昔日苍穹仙族5家被灭那件事还历历在目呢。念及此，古元子说道：“这倒也不是不行。”苏九哥淡淡道：“给本弟子办事，好处少不了你的。”古元子嘿嘿一笑，说道：“既然这样，那老朽就先走了。”苏九哥微微颔首，也没有阻止。在得到弟子的首肯后，古元子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瞬间腾空向远处逃去。周围能够隔绝一切的屏障被解除，一众小摊贩见此一幕，顿时瞪大了眼睛。卧槽，这老骗子怎么还会飞？妈呀，他不会真的是某个大宗的太上长老吧？亏大发了！身旁的小摊贩无不是气得捶胸顿足，后悔有眼不识金镶玉。见古元子走后，秋莲月忽然轻声开口道：“你难道就不怕他反悔吗？”苏九哥地眸闪烁，轻笑一声：“啊，他逃得了，他身后的星罗神宗呢？我们走吧。”在古元子身上，苏九哥也特地留下了标记，就算是古元子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尹老的身影又逐渐消失在阴暗之中，秋莲月跟了上去。在苏九哥走后，不知已经逃到哪里的古元子气喘吁吁的找了处空地停了下来。他张望了一下四周，见那位弟子没有追来，松了口气，目光畏惧不已的喃喃道：“好险，好险！我爹妈啊，还好老夫跑得够快，今天真是倒大霉了，怎么碰到这样一尊杀神出没啊？那叶盛又是什么个情况？”古元子掐指算了算，瞳孔一凝，气得直接跳了起来。他没算到叶盛，倒是感觉到自己似乎与那苏家弟子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牵连之意。神念留印，古元子浑身一个机灵，赶忙不断检查自己的识海，体内体外，可却丝毫找不到苏家弟子在自己身上所留下的手脚，顿时大惊失色，整个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萎了下来。沉默许久，最后无奈地说道：“这苏家弟子当真是好手段，连老夫都找不到他留下的印记。”唉，古元子重重一叹，目光悠悠道：“看来只好去替他找到那什么叶盛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对不住了叶盛道友。”望天城中，苏九哥与秋莲月悠然地闲逛着。这一天的时间里，两人将这座繁华的古城给逛了个遍。苏九哥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莲月的心情好上了不少，起码会时不时地笑一笑。只不过自己花费了不少反派值兑换的天命主角搜索符箓，告诉自己，这玄君道域中可不仅仅只有叶盛那个家伙的存在，还有一位新的天命主角。苏九哥也没忘了来时的目的，一路一直有心留意，可都没有发现。看向前方的秋莲月，此刻的她正在一处摊位上看着一件小玩意，美眸闪烁。发现什么了？苏九哥淡笑着上前。秋莲月把玩着那件小玩意，轻声道：“这东西做得倒也有趣。”苏九哥朝着秋莲月手中那件小玩意看了过去，有些不明所以。秋莲月手中拿着的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木质玩偶而已，在那摊位上还摆放着形色各异的各种木质玩偶。秋莲月将其递了过来，苏九哥接过，那摊主笑呵呵地说道：“这位公子，这可是近来我们望天城中最为热门的小玩意了，深受孩子们喜欢。它叫会说话的木头，您不妨对他说说话。”哦，苏九哥不免感到有些好奇，他看着眼前这个木质人形的木偶，那木偶竟然也从中传来声音。哦，苏九哥怔了怔，地眸微眯，直接穿透了这木偶的内部，在其中发现了一块黄色的石头，正在盈盈发光。回声石，回声石顾名思义，能够将声音存储回放，与流影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是天地间特殊的材料。不过因为其效果远不如流影石那般巧妙，所以在修炼者眼中几乎就与废石无异，也从未有人想到过将其给做成这般小玩意。苏九哥恍然，淡笑着喃喃道：“原来如此，木偶，原来如此，能够有这种奇特想法，倒也是个有趣的人。”只是看着这些木偶，苏九哥总是有种莫名的眼熟感。将手中那木偶放下，苏九哥看着摊主，开口问道：“这小玩意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苏九哥一边说着，一边随手丢出几枚仙品灵石。对于这些小贩来说，以石符人效果远远比施压要来的好用。那小摊主眼睛都给瞪直了。灵石，呼吸一滞，眼前这位竟然是个修炼者大人。小摊主赶忙说道：“回大人，不瞒您说，这些小玩意啊，都是从我望天城楚家他们族中那小公子捣鼓出来的。据说楚家前些时日开采一座上品灵矿，那矿脉中几乎70%都是回声石，亏大发了。却没想到那楚家小公子反倒是废物利用，将这回声石给变废为宝，让楚家反倒是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疑惑地说道：“就靠着这些小玩意？”那小摊主看了看四周，小声说道：“公子，您有所不知，这回声石啊，作用可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咧。望天城中谁人不知，那天问宗玄女楚宣柔乃是楚家族长的养女，仰慕者无数，面容绝色，修为不俗，其琴音更是美妙悦耳。那楚家小公子便用这回声石将楚宣柔的琴音记录，由此高价出售给各宗弟子天骄们，购买的越多者，还能够有着近距离与这楚玄女交流的机会。”苏九哥越听，脸色变得越古怪，这般手段怎么听着有点耳熟？打榜？楚家小公子吗？苏九哥眼眸平静，
心中有些微妙的预感，这一次的天命主角说不定跟自己是一类人。苏九哥玩味地说道。听他这么一说，看来这回生石反倒是变成了个不可多得的宝贝了，有点意思。小摊主可不是吗？谁能够想到这回生石扔在地上都没人要的东西，被那楚家小公子楚天整出了这么多个花样。楚天，苏九哥在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名字，因为暂时还不确定那楚天究竟是不是天命主角。苏九哥决定前去看一看，他也并不着急。在打听到了楚家就在这望天城之中后，苏九哥与秋莲月朝着楚家的方向走去。楚家作为这望天城中的大势力，城内的百姓们自然是对此毫不陌生。苏九哥随手拦下了一位面容姣好、如花似玉少女，询问了一番。在少女那一脸花痴迷恋的面容中，大概得知了关于楚家的信息。楚家作为望天城的大族，修炼者世家，并非玄军道域内的顶级势力。族内明面上最强实力的是族长楚啸风，修为神王境，在其上方还有几个拥有圣人不朽道统的存在。相比起诸天那些超级势力来说，虽然上不得上什么台面，但在这没有至尊，圣人境便是这片道域的极限了。而楚天乃是族长楚啸风的小儿子，自幼纨绔放荡，小时候调戏良家妇女，被人打了一顿伤了脑子，所以性情一向暴躁古怪，令人捉摸不定。可偏偏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却因为1年前突然生了一场奇特的大病，昏迷了1个多月，醒来后便犹如换了个一般，性情大变，更是将那没用的回生石变废为宝，因此让楚家大赚一笔。苏九哥沉吟了一回，联想起之前那小摊贩所说的一幕幕，嘴角有些玩味的喃喃道：“难道是遇到同行了？有点意思。那楚宣柔又是何人？”苏九哥问。少女脸色通红，心脏砰砰直跳，她纤纤玉手捧着小脸，低着头，不敢直视苏九哥那霸道侵略性十足的目光，轻声呢喃道：“公子，那楚玄女可不得了，乃是天问宗圣女，听说是楚家养女，自幼与那楚天青梅竹马，关系甚好呢。这天底下能够录制楚玄女琴音的，也唯有楚天了。也正是因为有着楚玄女的照拂，整个望天城内也没有那个世家敢触楚家的眉头。”苏九哥微微颔首，淡淡的说道：“多谢。”那少女显得更为娇羞了，有些嗫嚅的摸着小手，轻声道：“不客气。公子，我听说前面新开了一座酒楼，有着不少灵兽珍馐，味道极为鲜美，不知公子是否有时间？”说到这，少女抬起头，苏九哥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身影。如此惊艳的天人俊杰，竟然就这么被自己错过了。少女愣了愣，心中不免怅然若失。远处在得到了关于楚天的不少消息后，苏九哥几乎已经确定了这边是自己要找的新的天命主角，又有新的韭菜割了。苏九哥不由心情极好，悠哉悠哉朝着前方走去。几个不知死活的青年公子正围绕在秋莲月身边，正不断邀约道：“姑娘，在下望天城刘家刘元，不知姑娘贵姓，可否赏脸去酒楼一坐？你这花心的家伙，前段时日那个女子呢？这位姑娘可千万别跟她去，跟我走，你想要什么我都买给你。”一个大腹便便的华服胖子笑眯眯地说道：“不知姑娘可否摘下面纱，让我等一窥芳容啊？”一青年笑道：“哎，只可惜楚兄弟那个家伙不知抽了什么风，近来都不与我等出来玩了。他们乃是这望天城的世家公子，面对如此气质超绝的美人，哪怕是戴着面纱，那曼妙完美的身材也令人躁动不已。”在场几个公子哥有说有笑地调戏道。被一众世家公子包围，秋莲月面色平静，无动于衷，犹如一块万年寒冰一般，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不动，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这群公子哥一眼。怀中的小寒娇一牵朝着这群家伙不断的龇牙咧嘴，只不过那般小巧动人的模样，不仅没有将他们给吓到，反倒是觉得有些好笑。秋莲月蹙了蹙眉头，轻声道：“滚！”什么？当听到秋莲月的声音，在场公子哥们微微一怔，随后失笑道：“姑娘的声音真是悦耳动人，可听得我心里痒痒的。哎，姑娘何不与我一探闺房？我这……嗡！”还不等那人说完，顿时间围绕在周围的这群公子哥们瞬间化作了冰雕，周围的空气一时间变得极度冰冷，弥足恐怖力量涌动，那一座座冰雕竟然瞬间炸裂的粉碎，砰砰，满地碎冰。秋莲月身前淡淡的浮现起了屏障，一袭白裙不染分毫，美眸冷漠的看着眼前这一切，轻声喃喃道：“他说了，遇到这样的人不需要留手。”言语平静，仿佛这群世家公子哥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只随手捏死的蚂蚁。这骇然的一幕，周遭的百姓们顿时如受到了惊吓的鸟兽，四散而逃。杀人了！暗中一股股强大气息骤然出现在此地，数位隐藏在暗中的护道者突然出现，气息惊人，乃是虚神境的强者。他们无不面色大震，愤怒至极的怒喝道：“妖女，竟然杀我族公子，你找死！”秋莲月乃是入圣境的修为，高出了他们不知何几，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出手反应，便见到自家公子化作冰雕炸的连渣都不剩。妖女，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其中一个护道者怒喝道：“跟他废话这么多做什么？吾族公子死了，此人必死！”其中一人直接出手，招式狠辣，直逼秋莲月的性命。而就在这时，轰！一股恐怖的威压顿时将众人笼罩，感动本弟子的女人，当真是贤命长了。一道如雷贯耳的声音炸起在这几位护道者的脑海之中，他们顿时脸色煞变，口鼻皆是流出鲜血，跪伏于地面。率先出手之人更是直接炸成一团血花。砰！是谁？只见远处一道高大神武、霸道绝伦的金发青年而来，面容俊美若妖，眉宇桀骜不驯，在一众人眼中犹如一尊耀眼夺目的太阳一般，令人生不起一丝反抗之心。正是苏九哥。苏九哥一脸黑线，自己才刚走一小会，这就有不长眼的东西了。见来人，秋莲月美眸微亮，
本来抬起的玉手缓缓放下。他刚刚说什么？秋莲月回想着刚刚苏九哥所说的话，隐藏在面纱之下那绝美的面容，嘴角不禁扬起了一抹好看动人的弧度。苏九哥紧皱着眉头，地眸扫过一众人，这般恐怖的威压与气质，令在场的护道者们无不面色大惊。能够一瞬间让他们身负重伤的，这最低也是神王境的修为，竟然会是位如此年轻的天骄，这怎么可能？有护道者怒声开口道：“你可知我们是何人？混蛋！我可是望天城氏族刘家之人，杀了我族公子，还不快放了我等，否则在这望天城之中，你们根本无处可逃。”苏九哥不怒反笑：“哦，你们背后都很厉害吗？”尹老在。苏九哥带着他们，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家族覆灭。苏九哥懒得跟这群蝼蚁多解释，什么时候一个背后最高不过入圣境的家族也敢威胁自己了？别说是他们了，若非是此地有着叶盛和那楚天的存在，区区一个玄军道域，自己看都不会看一眼。尹老应诺一声，直接二话不说将这群护道者一一搜魂，随后卷带着他们消失在了原地。尹老的办事效率极快，一炷香不到的时间，望天城附近便传来震天的巨响与无数的惨叫，轰轰，皆是被夷为平地。这般恐怖的气息波动，甚至惊动了此界的那些顶级势力。无数道神念窥探而来，尹老只是将自己的修为展露一丝，冷喝道：“滚！”那群顶尖势力中的大能们便吓得魂飞魄散。至尊，这是怎么一回事？去，派人给我查，这段时日究竟是哪位至尊大人前来我玄军道域了？玄军道域内各方顶尖势力此刻都坐不住了，一尊至尊境对整个玄军道域，那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存在竟然会是一位护道者而已。耳旁突然响起了尹老的声音：“弟子刘家、王家、赵家5个家族都已经解决了，无一活口。”苏九哥微微颔首，看着一旁的秋莲月，他根本都不用去问，便能够猜到其中的原因。这段时间自己与秋莲月游玩各个道域以来，光是一些不知死活的家伙便杀了足足有数百人之多，更别提其背后牵扯到的势力。苏九哥不免有些头疼，思索片刻，还是让尹老跟随于身后。有一尊至尊境存在，其无比恐怖的威压，仅仅只是泄露出了一丝气息，便让周遭的修炼者们避之不及，面色煞变，倒是清闲了不少。望天城楚家，一面容英俊玉树临风的少年正在把玩着一件木雕，在其左右，2位面容俏丽的侍女正替少年捏着肩，一左一右，看起来好不惬意享受。楚天心情不错，听着耳旁少女传来的消息，笑呵呵地说道：“多亏了柔儿的琴音，才让这回生时能够大卖。这几趟下来，我楚家不仅没亏损多少，反倒是赚了挺多。”身旁一位少女笑着说道：“公子可真是个天才，照这么下去，恐怕这家主之位非公子您莫属了。”楚天摆摆手，目光闪烁，淡淡地说道：“非也，这家主之位，本公子根本就不在乎。我楚天的目标是在这玄军道域之外更为广阔的天地，绝非居于一隅。”如此自命不凡、霸道的言论，不禁让身后2个少女美眸荡漾起春水，倾慕不已。一少女更是故意浑身一软，躺在楚天怀里，任由他摆布，轻声道：“公子乃人中龙凤，日后千万别忘了珠儿和辫儿呀。”楚天哈哈大笑，开口道：“这是自然。”他十分享受这种掌握一切的感觉。自那次昏迷1个多月以后，他的脑海里就时不时冒出各种从未见过的画面与点子，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但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之人一般。也正是脑海中那些陌生的记忆，才让他想到将回生石化腐朽为神奇，衍生出了这般的妙用。从前的自己实在是太过纨绔，作为族长之子，空有一身天赋与资源，却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现在不同了，那些记忆让楚天意识到自己便是传说中的那种天命之人，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实力才是最好的本钱。此后，他不仅让整个族中长老弟子们对自己刮目相看，更是痛改前非，做出了许多超乎寻常的事情。看着怀中的面容俏丽绯红的少女，又享受着另一位少女的服侍，楚天眼中闪过一丝精芒，不禁咧嘴笑道：“这个世界可是真令人迷醉啊！”而就在他沉浸于美好的遐想之中时，轰！几道滔天巨响，直接吓得他从椅子上摔了个狗吃屎，连怀中的少女屁股都与地板来了个亲密接触，吃痛不已。发生什么了？楚天脸色大变的惊呼道：“哎呦！”少女疼的眼睛都挤出了几滴眼泪来了。“公子，您这是怎么了？”这声音接连不断，仅仅是一炷香不到的时间，从四面八方又接着响起了这巨大的震响，脚下的地板都在发生颤动。楚天望着远处的方向，眼神阴晴不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了？那几处方向，刘家、王家。楚天很快便反应过来那巨响传来的位置。楚天皱了皱眉头，心底涌出一股不好预感。而就在这时，一位侍卫匆匆而来，惊慌失措，大声喊道：“不好了，公子，不好了！”身旁的一位少女有些不悦地蹙了蹙秀眉，说道：“没看见公子正在休息吗？何事？”楚天抬手说道：“珠儿，让他说。”那侍卫上前拱了拱手，立刻说道：“公子，大事不好了！就在刚刚，您在刘家、李家、王家那些地方所潜藏的探子们的魂牌都同一时间碎了，他们都死了。”你说什么？楚天瞳孔大震，目光摄人。这可是他为了制衡这望天城中各个家族所暗中培养的底蕴，可没少花费资源。你告诉我的都死了！楚天愤怒至极，直接大步朝着主家殿而去。珠儿，哎，公子，您要去哪？楚天，在这里乖乖等我，本少爷还有些事情要办。此刻，楚家议事房内，
楚家之中的长老们早就汇集于此，族长楚啸风也在此地，显得忧心忡忡。楚天从门外大步上前，长老们见状皆是眼神一亮，就仿佛重新拥有了主心骨一般。这段时日，楚天接二连三的天人操作，可是将他们秀的是头皮发麻，都对以往这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大有改观。秀儿，是秀儿来了！呸！什么秀儿？族长，是小天来了！长老们脸色大喜。楚啸风闻言，那一筹莫展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来，笑着上前说道：“天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来！”楚天望着一众楚家长老们，有些不解地说道：“父亲，长老们，这究竟是发生了何时？刚刚那声响。”楚啸风叹了口气，面色凝重地低声道：“天儿，刚刚下人传来消息，我望天城刘家、李家、王家被某个不知名的大能给灭了。”楚天呼吸一滞，这怎么可能？望天城氏族，那无疑不是拥有神王境的存在，其中不少世家更是玄军道域超级势力的附属。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够将他们都给灭了？楚天有些难以想象。在一众长老们的议论之下，楚天大概了解到了目前的情况。唉，何方神圣降临啊？怎么一点消息没有？武家就被灭了？是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了什么。听传来的消息说，武家之中鸡犬不留，这件事可否会牵连到我们楚家？同为望天城世家，众长老们不免兔死狐悲，忧心忡忡。可楚天听闻后，却眼眸闪烁，骤亮无比。他大笑地拍手道：“好啊！”在场众人愣了愣，满是不解。楚啸风疑惑道：“天儿，你这是何意？哪里好了？”楚天放声大笑：“哈哈，长老们，这对我楚家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虽然不知那五族究竟是做了什么，但我楚家现在还安然无恙，那便证明这件事跟我楚家并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望天城中一共6族，其余5族皆是覆灭，这不就说明日后这5族的商业资源、灵石矿脉都将被我楚家给接手吗？你们说这不是件天大的好事是什么？”长老们听完，眼神爆起一阵惊芒，纷纷恍然大悟。楚啸风更是犹如醍醐灌顶，大喜过望地说道：“是啊，天儿说的没错，我楚家现在还没事，而另外5族已经灭亡，不费我楚家吹灰之力。从今往后，这望天城不是为我楚家独尊了。”楚家一众长老们看楚天的眼神立刻就变得不同了。楚啸风大笑一声，豪迈无比地说道：“哈哈，天儿可真是我楚家的麒麟子啊！来，快上座。”楚啸风直接让楚天坐在自己那家主之位。场内长老无一人有意见，不断吹捧赞叹道：“是啊，我楚家有天儿在，未来必将大兴。前些时日也多亏了天儿的办法，才让这回生10大脉，否则我们真是亏得裤衩子都不剩了。”楚啸风武家灭亡，他们之前所掌控的资源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天儿，你认为接下来我楚家该怎么做？楚天坐于首座上，对这群长老们的吹捧显然是令他十分受用，鼻孔朝天。他一副在世诸葛游刃有余的模样，沉吟了片刻后，淡笑着说道：“父亲，5族的资源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以我楚家的实力，还未免吃得下。况且除了刘、李2族，其他皆是附属不弱于天问宗之外的势力，我们这么贸然吞并，难免引得对方不快。依我看，不如就联系宣柔妹妹，让她天问宗出面一趟。这样一来，其余的大势力之人也不好对此说些什么。我们所损失的也不过是多给天问宗每年上缴一些资源而已。有宣柔妹妹的身份摆在哪里，所缴纳的资源也绝对不可能多到哪里去。”说到这，楚天小抿了一口茶水，自信满满的接着道：“集5族资源，我楚家日后绝对能够更上一层，甚至从此一跃成为玄军道域的顶尖势力，也并非不无可能。望天城6族每年上缴的资源属于海量，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若是没有大势力庇护，必然会被其他人吞的连渣都不剩。可谁让楚宣柔乃是玄军道域第一势力天问宗的圣女呢？只要缴纳足够的资源，有了天问宗的庇护，楚家就能够偷偷发育。而且以宣柔妹妹的性格，这些资源就算是缴纳了，也迟早会回到楚家手里的。”楚天咧嘴一笑，不禁为自己的谋略老道感到洋洋自得。埋伏那么多眼线在其他5族之间，本就是为了暗中慢慢蚕食。虽然不知道是谁灭的5族，但是多谢成全了，这可是帮自己大忙了。楚天这个饼不可谓不大。此言一出，一众长老们皆是面色潮红，激动的不能自已。楚啸风，吾楚家有天儿，简直是先祖庇护。紧接着又是一众长老们的吹捧之声。楚天大感满足，自从他脑子里多出了那些记忆之后，几乎面对任何事思绪都十分清晰，更是凭借那些超前的知识傲视众人。楚天故作谦虚地笑着道：“这些都离不开诸位长老和父亲的帮助啊。只是5族突然覆灭一事太过蹊跷，这段时日我楚家还是不宜太过声张，免得遭来无妄之灾。父亲最好是派人查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5族到底是得罪了何人，这样我等也好有所应对之策。”楚天眼眸闪烁，缓缓地说道：“在这个世界，毕竟是强者为尊，经此一事，这更加让他想要变强，这样才能够掌控好自己的命运。”楚啸风点点头，说道：“天儿说的没错，这是绝不容许大意，我这就派人去查原因。楚天，既然没什么事了，那孩儿就先走了。”楚啸风，好。楚天离开了屋内，他朝着门外走去，他哼着小曲，心情不错。而就在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一道侍卫之声，倒是让楚天止住了脚步。“你们是何人？”“这位公子、姑娘，还请止步。”楚家门外，苏九哥笑盈盈的与秋莲月站在门前。楚家的侍卫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2人，男子模样俊美不凡，气质超群，而那位姑娘虽戴着面纱，但不难看出是一位绝世女子。身后跟随一黑袍老者，一看便非什么凡夫俗子。
这般尊荣绝非普通人，所以楚家守门的2个侍卫也还算客气，好言好语的说道：“公子是从何而来？此地乃是望天城楚家氏族，未有允许，不可入内。”见有人胆敢阻拦弟子，尹老有些不悦的冷哼一声：“哼！”莫大的威压让2个侍卫面色煞变，一时间僵硬在了原地。至尊境在任何地方都是至高无上老祖级别的存在，尹老只不过是简单的一哼，甚至没有动用丝毫力量，便让2人承受不住，浑身颤抖。好了，苏九哥笑着开口，他扫了眼2人，这楚家侍卫修为在这也算不俗，2人皆是归一境的存在，故作恍然的说道：“啊，原来这里便是楚家吗？久仰久仰，我等初入望天城，在城中听闻楚家公子名讳，想来拜访一番，不知可否通报一下？”苏九哥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言语不卑不亢，也没有大势力弟子那种高高在上傲人的态度，倒是令人如沐春风，心生好感。2名侍卫背后不知何时都已经湿透了，他们相视一眼，如临大敌一般的看着苏九哥身后的尹老。这老者修为绝对不俗，见来人并无恶意，而且说不定还是某个大势力的弟子。其中一名侍卫想了想后，点点头拱手，十分客气的说道：“这位公子，还请稍等片刻，我这就去通知一下少主。”不必了。这时楚天的声音忽然响起，他大步上前，来到门外，说道：“我来了，什么事？”楚天朝着苏九哥与秋莲月2人看了一眼，仅仅是这么一眼，便浑身一震，天人之姿，龙章凤表，气宇霸道超群。苏九哥的身姿比自己高了足足一个头，那与生俱来尊贵优雅的气质，再配合上其那耀眼夺目的金发，哪怕是一向对自己自负的楚天，心中也不由莫名的升起了一股自卑感。而另一边的秋莲月更是让楚天惊为天人，完美曼妙的身姿竟然连宣柔妹妹都比之逊色，那层细白的薄纱更是平添了一分神秘与冷艳。楚天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与邪意，这2位是哪家的圣子圣女？这是楚天脑海中的第一个念想。他失神了足足有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嗨嗨2声，看着2人开口道：“我就是楚家少主楚天，不知2位前来找我是所谓何事？”毕竟是一族少主，楚天尽量让自己显得从容一点。苏九哥扫了他一眼，姓名楚天，身份楚家族长之子，穿越者，天命主角，性格好色倨傲自负，隐藏性格大义优柔寡断，老实人，境界斩元境9重，体质后天双魂共体，诸天之中极为特殊体质，天生灵台强大，思绪敏捷，可分化神念进行修炼，一心二用，双魂共用之时可入天人境。若得适当功法斩去2魂，2者心念相同，合道之时修为更可叠加。不灭神魔体，隐藏未觉醒，诸天排名第17，第1缕域外神魔气入体，肉身经过洗礼强大，可比肩古之神魔，极其强悍。但此体越发强悍，便越是能够影响个人心智，意志力薄弱者，修为越高，将会被神魔之气所掌控驱使，以本能行事。功法元溪诀、万龙镜、清风步。宝物灵王冥草、养血丹。生平经历玄君道于望天城楚家小公子，因身怀不灭神魔体，受其暗中影响，年幼时被娇生惯养，性格嚣张跋扈，与人斗殴被打伤了脑子，变得喜怒无常。半年前偶然间昏迷，遭穿越者楚天夺舍，但却失败，陷入昏迷沉睡。机缘巧合之下，2人神魂交融，铸就后天双魂共体。当前气运值13万。双魂共体和不灭神魔体。苏九哥看着楚天的个人面板，沉吟了片刻。不灭神魔体，这可是一个极为强大的特殊体质，只不过因为其缺点能够影响心智，大多数拥有此体之人性格都极其凶残暴虐，但却没想到眼前这个天命主角又是双魂共体之身，灵台远超于常人。粗略的扫过一眼，苏九哥就大概知晓了其中原因。双魂共体之人天生神魂强大，有了其特性中和，那么也就意味着不灭神魔体的缺点根本就影响不到楚天，2者之间相辅相成，这般独特，怪不得会是天命主角，可真有意思。苏九哥地眸闪烁，暗暗想到，楚天被苏九哥这么一直盯着，有些十分不自在，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在此人面前被曝光了一般，被看得个清清楚楚，不禁心里有些发毛。楚天浑身有些不自在，他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地问道：“这位朋友怎么了吗？”苏九哥淡笑一声，说道：“啊，不好意思，本店在下与师妹来自一隐士宗门，路过这望天城中，便听说过楚公子光辉事迹，特来拜访一番。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名不虚传。没有人会不喜欢听赞美之言，更何况说出这话之人，还是一位楚天自认为样貌气质皆在自己之上的年轻俊杰，不禁虚荣心大感满足，顿时豪爽无比的哈哈大笑道：“哈哈，这位兄弟实在是过誉了，过誉了。倒是兄台与这姑娘气质不凡，想必应该是来自某个大宗门吧？”楚天笑着问道：“不知2位如何称呼？”苏九哥淡笑：“我们宗门比较特殊，下山之前师尊告知了不可透露宗门信息。”在一番交谈过后，楚天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前来的目的。从苏九哥口中听来，估计是哪个不入流的小宗门弟子而已。毕竟他楚天对这玄君道域还是了解无比，还没有什么隐士宗门是他所不知道的。而楚天自幼也素来喜欢结交一些狐朋狗友，来者不拒。更是因为有秋莲月这身材完美的绝世女子所在的原因，楚天对此也是显得热情无比，大笑着说道：“哈哈，苏兄倒是客气了。还有这位秋姑娘，来者是客，我楚天也喜欢结交一些青年俊杰，不知可否赏个脸进来一叙？”楚天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气派，豪迈不已地说道。当听此言，苏九哥脸上的笑容更甚了，笑着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却之不恭了。”楚天让身彬彬有礼，
两位，请。邱连月路过之时，美眸看了他一眼。楚天心中躁动的火热，这般惊艳的女子，以她的性格是断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的。故意装出一副谦逊温和的模样，淡笑着说道：“寒舍简陋，还请二见谅。”楚家的装饰还是十分的气派的，在这望天城之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楚天一路介绍，带领着二人来到了自己的别院。珠儿与碧儿两位侍女在见到公子归来后，激动的直接扑了上去，娇羞的说道：“公子，您做什么去了？”见二女这般模样，本来还想在秋莲月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的楚天，顿时脸色煞白，赶忙将二女从怀中推出，面色不变的嗨嗨两声，正色道：“可珠儿、碧儿，今日有客人前来，不可无礼。”客人？珠儿与碧儿微微一愣，皆是朝着楚天身后望去。作为女子，虽惊艳于秋莲月的身材与气质，但并不想楚天那般失态，反倒是在看到苏九歌时，两女皆是美眸一亮，碧波流盼，心中不约而同的想到：好帅！他们两人还从未见过如此气质超凡的男子，面容俊美妖异，眉宇桀骜，尊贵不凡，更是有着一种唯我独尊从未有过的霸气感。这般体验是楚天从未带给过他们的。两女的俏脸一下就变得通红，之前那般放肆的举动也变得有些拘束了起来，十分有礼的朝着苏九歌欠身道：“见过公子，见过这位姑娘。”说话间还时不时的抬头窥探一番苏九歌的尊容，眉目暗送秋波。可碍于自家公子又在此地，不好表现出来。这番场面可清楚落在楚天眼里，心中莫名升起一股无名火来。他向来自命不凡，可是没想到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碧儿和珠儿，在见到此人后都是这般花痴的模样。楚天冷不伶仃的开口道：“碧儿、珠儿，还不快去给两位贵客沏茶？”作为陪伴楚天已久的侍女，二女自然是能够听到公子语气中的不悦。碧儿与珠儿俏脸一变，赶忙灰溜溜的离开了此地。楚天转身朝着苏九歌道：“我这两个婢女素来放纵惯了，还请苏兄不要见谅。”二女之前的传情，苏九歌自然是都看在眼里，对于这场面，他也算是见怪不怪了。摆手淡笑道：“这两位姑娘倒是活泼可爱，没事。”当说到这，苏九歌突然感觉到一股冷意，朝着身旁看去，秋莲月美眸正直勾勾的盯着自己。苏九歌只好摆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这管我什么事？我都什么还没做呢。”三人来到一处景色宜人的凉亭，楚天十分绅士的拍了拍石凳上的灰，说道：“坐。”苏九歌十分自然的落座，而一旁的秋莲月反倒是站着不动。楚天有些不解道：“姑娘为何不坐？这石凳经常有人擦拭，不脏的。”秋莲月轻轻摇了摇头，开口道：“我站着就好了。”这还是秋莲月进来后第一次说话，如玉珠落盘，清脆动人，直接喊到楚天心扉里去了。他十分迫切的想窥探一番秋莲月面纱之下的绝世容颜，眼眸闪烁，笑着打趣道：“姑娘如今美妙动人的嗓音，想必这面纱之下一定有着一张倾国倾城惊艳俗世的容颜吧？不知在下可否有幸一睹呢？”秋莲月站在苏九歌身旁，没有说话。苏九歌笑着说道：“我这师妹自幼性格孤僻惯了，这面纱之下的容貌也算不得什么，算是委婉的拒绝。”楚天闻言有些失望，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与他们不过是第一次初见，而且听苏九歌口中所说，这段时日应该都会一直待在这望天城之中，所以楚天也并不着急。毕竟身为楚家族长之子，在这玄君道域内，只要不是那些大势力的弟子，恐怕没有几个女子能够拒绝自己吧。苏九歌不知道楚天的想法，若是知晓了，恐怕也不过是轻笑一声。前有叶盛舔狗男，后有楚天普信男，双子星。远处的碧儿与珠儿两女正端着茶具与一壶新泡好的浓茶，笑盈盈的回来，将茶具摆放好在桌面，都争先恐后的想替苏九歌斟茶。两女暗中交锋，最终还是碧儿败下阵来。珠儿玉手轻柔的啄上一壶茶水，将其小心翼翼的递到了苏九歌身前。因为是背对着楚天，所以楚天并不知晓他此时的表情。珠儿紧盯着苏九歌俊美的面容，声音软糯的轻声道：“这位公子，请用茶。”美眸含春，暗送秋波，这般在自家公子面前传情偷偷摸摸的快感，不禁令珠儿浑身酥软，酥酥麻麻的。气质霸道非凡，俊美无双的苏九歌，再加上那一头华贵的金发，无疑是满足了所有少女的幻想。苏九歌微微一怔，看着眼前这位宛若吃了春药一般面色潮红的婢女，面色古怪了起来。反倒是秋莲月面容平静，只不过在珠儿手中那杯热腾腾茶面上，忽然浮现出了一层薄薄的结冰。碧儿在旁看的可谓是暗恨不已，这个死丫头！她也不甘示弱的朝着秋莲月递上一杯茶，笑着说道：“姑娘。”楚天并不知道自己两个侍女的小动作，十分有闲情逸致的端起一杯茶水，时不时的偷瞄秋莲月一眼，似乎好像这样就能够看到那隐藏在面纱之下的容颜，心脏不由得砰砰直跳。楚天，苏兄，这茶可是天水树上的茶叶，对修炼者可是大有裨益，可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这般茶叶，哪怕是他也极其稀少，今天破例拿出一些，那可都是有意展现自己财大气粗的一面。苏九歌小抿了一口，入口略微有些苦涩，随之甘甜。对他而言，这所谓的天水茶，不过跟普通的茶叶没什么区别而已，甚至还远不如在无极仙门之中的悟道茶。不过苏九歌还是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笑着说道：“如此珍贵的茶叶，这怎么好意思让楚兄弟破费？”楚天大笑一声，摆手道：“哈哈，没事没事，这种东西我这还有很多，苏兄若是喜欢，带一些走也无伤大雅。”在接下来的谈话之中，苏九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吹捧着楚天，让楚天愈发的膨胀，脸上的笑容从始至终就没有停下来过。苏九歌还时不时的不经意之间调戏一下楚天的两个娇俏的侍女，以示对他们的回应，倒也是乐在其中，搞得珠儿与碧儿两女面红耳赤，娇艳欲滴，美眸都要化成水了。只不过
周围的温度也随之急剧下降。楚天不禁浑身打了个激灵，有些凉意的说道：“今天这是怎么回事？明明大好的晴天，怎么倒是有些寒冷了？”珠儿公子，您才大病初愈不久，可能有些体寒。依我看，既然您与这位公子相谈甚欢，倒不如让他们在这里住上几天。碧儿，是呀，公子，碧儿都好久没看到您和同龄人聊得这么开心了。两女说到这，还看了一眼含笑的苏九哥，皆是有些自己的小心思。楚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喃喃道：“说的也是，让这位苏兄弟与邱姑娘住在楚家，自己也好方便与这位邱姑娘有着更进一步的接触。”抬起头看向珠儿与碧儿，见两女脸色绯红，动情无比，楚天微微一愣，关心的说道：“珠儿、碧儿，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舒服了吗？”他还伸出手摸了摸两女滚烫的额头，两女心跳顿时加快。珠儿赶忙说道：“没有的公子，可能是今日穿的有些太多了，被这太阳弄得有些躁动。”说到这，珠儿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轻咬着朱唇，还朝着苏九哥递去了一个娇媚的目光，一直恭敬地跟随在旁默不作声的尹老皱了皱眉头，仅仅是扫了两女一眼，便让珠儿与碧儿两人如坠冰窖，通体生寒。哼，弟子大人是什么身份？岂是这般庸脂俗粉能够勾引的？若非自己不稍加提醒，只怕他们两个都恨不得直接扑进弟子怀中。尹老不屑至极地想到，如此大胆之举，放肆之言，饶是苏九哥都有些啧舌。这楚天的两个婢女这么生猛的吗？你们主子都还在这呢。看着两女那动情的目光，苏九哥地眸闪烁，暗暗想到，这两个婢女说不定能够利用一下。而就在这时，一只玉手悄无声息地放在了苏九哥的肩上，一缕刺骨的寒意真气直接穿过了衣裳，直入心扉。苏九哥冷得直接咧嘴打牙。嘶！耳旁响起秋莲月的传音：“好看吗？”虽然他知道以苏九哥的身份少不了招蜂引蝶，他也对此并不介意，但并非是什么阿猫阿狗，他都能够容忍的。看着秋莲月那宁静无比的美眸，苏九哥有些无奈地拍了拍他的手，传音道：“莲月，我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你应该能明白，这楚天对我有大用。”秋莲月闻言微微颔首，将玉手不动声色地抽了回来。自己两个侍女的胆大之举，楚天还浑然不知，笑着说道：“既然如此，苏兄，想来你们这段时间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不如就住在我这里如何？”苏九哥，这不太好吧？苏九哥才刚刚说话，珠儿与碧儿便立刻开口道：“这有什么不好的？”“是啊，苏公子，您就多留几日吗？”说到这，碧儿似乎感觉有些不妥，自家公子还在场呢，很快补充道：“我们家公子可是很好客的，连天问宗那般大宗都有不少天骄，是我们公子的朋友呢。”见这么热情的两女，楚天心底不由得有些疑惑，怎么感觉珠儿与碧儿好像比自己还希望对方留下来呢？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而是说道：“珠儿、碧儿说的没错，苏兄，我楚家虽然不大，但是住下你与那位邱姑娘还是绰绰有余的。”刚说到这，楚天浑身一震，脑海之中突然传来一阵强烈的剧痛，楚天站立不稳，摔倒在地，脸色狰狞，痛苦不已地捂着脑袋低吼：“啊！”见此情景，珠儿与碧儿一下子就急了，也顾不得再与苏九哥眉来眼去，齐齐尖叫：“呀，公子！”珠儿立刻上前搀扶起楚天，朝着碧儿说道：“碧儿，快去拿固魂丹来！”固魂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令苏九哥有些奇怪，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如果他猜想的没错，应该是那穿越过来沉寂已久的神魂在作怪。后天的供魂之体看来也并非那么完美。秋莲月见此，美眸中闪烁一丝疑惑，轻声喃喃道：“他的神魂好像有些问题。”苏九哥故作疑惑地说道：“楚兄这是怎么了？”碧儿匆匆离开，珠儿急得眼泪水都要流出来了，说道：“苏公子，您有所不知，我家公子自幼脑子就有点问题，前段时日更是生了一场大病，现在时不时就会头疼欲裂，也唯有那固魂丹能够让我家公子缓解一下那疼痛了。”苏逸仙恍然上前说道：“可否给我看看？”珠儿有些疑惑地点点头，说道：“莫非苏公子你有办法？”苏九哥上前伸出手，指尖轻点在楚天眉心，闭目暗暗感知着什么。珠儿还是第一次与苏九哥如此贴近，那英俊面容清晰可见，离近了看似乎更加充满魅力，不由芳心暗颤。珠儿赶忙摇了摇头，暗暗自责道：“我都在想些什么呢？公子都犯病了，自己怎么还胡思乱想的？”苏九哥沉吟了一会，他的神念十分粗暴的直接探入楚天的识海之中。楚天似乎更加痛苦了，直接凄厉的喊叫了起来：“啊！”苏九哥可不会管这么多，在楚天识海之中，他能够清晰的感知到楚天现在的异常，一览无遗。楚天的神魂比常人来说强大了不少，虽然是双魂共体，但或许是因为后天的原因，其中有着十分强烈的割裂感，仿佛有另一道神魂在与楚天争夺这具身体的控制权一般。苏九哥缓缓地睁开眼，地眸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怎么样了？”珠儿问。苏九哥沉吟片刻，脸色有些为难地说道：“楚兄弟的神魂的确是有些奇特，莫名的躁动不安，怪不得需要固魂丹这种东西。因为楚天乃是修炼者，又隐藏着不灭神魔体的原因，那穿越而来的神魂并不能够完美的占据这具身体。机缘巧合之下，这才铸就了后天的双魂共体。现在的楚天与另一道穿越者的神魂还未完全磨合相融，所以才会发生如此情况。”珠儿正不断地安抚着楚天的情绪，远处的碧儿手中拿着一件白玉瓶匆匆而来。“固魂丹来了，快！”碧儿来到楚天身边，赶忙将瓶口打开，从中倒置出了一枚灰色的丹药，兑水送入了楚天的口中。在服下这枚固魂丹之后，楚天那狰狞的表情明显时缓解了不少，脑海中另一道神魂的争夺沉寂了下来。楚天满头豆大一样的汗珠，
睁开了眼，有些朦胧地看向四周，耳旁传来朱儿碧儿惊喜的声音：“公子，您没事吧？可吓死碧儿了。”楚天意识还有些模糊，喃喃道：“这是……”他有些吃力地起身，看向了一旁的苏九哥与秋莲月，这才想起来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有些虚弱地说道：“苏兄，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苏九哥静静地在旁看着，闻言摆摆手，开口道：“无妨，楚兄莫不是经常性的这样？”经历此事，碧儿与珠儿也没有再与苏九哥调情，而是一脸关切地看着楚天。说到底，这还是自家公子，而且楚天身为族长之子，若是真出了什么事，他们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楚天有些口渴的大口喝下了一杯茶水，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毛病已经有许久了，一些小毛病而已，习惯了。”苏九哥淡笑道：“这可不是件小事，恰好在下刚刚探查之时，倒是发现了些什么。楚兄弟现在这个情况，倒是与传说中一种特殊体质极为相似。”哦，楚天微微一怔，有些不信地看向苏九哥，这家伙难道还会医术？楚天，苏兄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这毛病啊，连望天城中的那些神医丹师都找不到原因。他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被人忽悠的人。苏九哥也不在意，而是不紧不慢地说道：“楚兄弟自从那次大病之后，脑海中可是时常会传来一些从未见到过的记忆。”秋莲月在旁有些诧异地看向了苏九哥，这家伙什么时候还会给人看病了？其实苏九哥也不过只是通过楚天面板上提供的信息瞎鸡巴胡说而已。苏九哥笑盈盈地看着楚天，见他一脸震撼的表情，也算是过了一把当神医的瘾，将天命主角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自然也是乐在其中。苏九哥接着道：“甚至有时候还会觉得自己不属于这方天地。”此言一出，楚天瞳孔瞬间放大，这件事可是他最为隐藏的秘密，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与珠儿碧儿都不曾知晓，从未与任何人说过。自己与此人不过是初识，他又是从哪得知的？楚天大惊，赶忙询问道：“苏兄这是何意？莫非我真是什么大能的转世？”脑海中那些陌生的记忆让楚天一直认为自己是某个实力强大之人的转世身。一旁的珠儿与碧儿面面相觑，有些不明所以。苏九哥见状，微微一愣，这天命主角可真能脑补啊！苏九哥摇了摇头，说道：“楚兄，我说的可有错？”楚天还以为今日真碰见贵人了，对于脑海之中的那些记忆与画面，他也是好奇无比，赶忙询问道：“是，苏兄弟，你说的全对，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在得到楚天的答复后，苏九哥面色一下就沉了下来，面露思索，最后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唉，这一叹气可直接让楚天傻眼了，这什么意思啊？心中莫名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大能转世只是最好的想法，时不时的头痛欲裂，这么来一下，任谁遭不住。楚天急了，有些迫切的说道：“苏兄，你倒是快说啊！”珠儿与碧儿也是好奇无比的道：“碧儿，是啊，苏公子，我家公子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不会是什么不治之症吧？”珠儿娇嗔的瞪了他一眼，说道：“怎么说话的？怎么能这么说公子呢？”碧儿有些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头。苏九哥手指轻轻敲击着石桌，看着楚天缓缓说道：“不知楚兄弟可听说过双魂共体？”双魂共体？楚天皱了皱眉头，脑海中不断回想着这个词汇。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见他这样，便知晓这天命主角已然上套了，沉声说道：“双魂共体这种特殊体质极为特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件好事。不过事情并非绝对。刚刚我观楚兄你的模样，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后天双魂共体，而这形成的原因嘛，或许是某个大能想要夺舍楚兄你的身体。”什么？楚天瞳孔大绽，满眼尽是不可思议之色，他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了下来，直觉告诉他，眼前这来历神秘的苏公子说的可能并非是谎话。楚天，苏兄可千万别和我开玩笑。苏九哥，楚兄现在这个模样，自然是没有被那神魂给夺舍，只不过那神魂如今与楚兄你的神魂融合，他的意志力在争夺着你这具身体的控制权。楚兄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好好想想。苏九哥没有多说，一切全靠他自己脑补，说的越多，反倒别人会更加怀疑你的目的。楚天眼眸闪烁，听到此言后，他沉默了良久，最终深吸一口气，看着苏九哥开口道：“苏兄，你说的这件事实在是太过重大，若这件事是真的，那苏兄你可就是我楚天的恩人。苏兄，我有些累了，今日就到此为止吧。”虽然苏九哥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他的症状，但楚天并不会因为苏九哥的三言两语便轻易相信，而是要去藏经阁之中查一查关于这双魂共体的消息。楚天缓缓起身，告退一声，朝着远处走去。见公子离去，珠儿大声喊道：“公子，您去哪？”楚天、珠儿、碧儿，你们替我照顾好这两位贵客。说完便没有声响。见楚天离去的背影，苏九哥也不在意，而是淡笑一声，自己所说之言皆是真话，至于信不信，那就是这位天命主角自己的事情了。苏九哥相信应该用不了许久，楚天就会接着来找自己寻求帮助。见公子就这么突然的离去，珠儿与碧儿相视一眼，随后朝着苏九哥欠身道：“苏公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家公子本来就有些体弱，今日可能是太累了，就先回去了。两位还请随我来。”苏九哥点了点头，转身看向一旁的秋莲月，见他面无表情的样子，苏九哥起身凑了过去，轻笑道：“不开心了？”一边说着，苏九哥一边揭开他一半的面纱，看着那动人绝美的容颜，忍不住上手捏了捏那晶莹柔软的小脸，然后帮他物理微笑：“你看，笑一笑多好啊！”秋莲月娇躯一震，美眸浮现出一丝波动，嗡，一股冰冷的寒意涌起，苏九哥的双手弥漫上了一层冰霜。苏九哥紧盯着他，这点霜寒对自己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怎么？
对我也这么介意。果然，这话一说出口，那冰冷刺骨的寒意顿时间如同潮水一般退去。秋莲月面无表情的物理微笑，一把打掉了苏九哥的双手。你可是苏家弟子，不许动手动脚的。苏九哥，咋了？弟子也是人，也有需求的吗？秋莲月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忽然说道：他们都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苏九哥愣了，本来还以为莲月是怎么了，原来在意的是这个。失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本弟子对他们又没什么兴趣，放心好了。本弟子看上的女人，起码也得有莲月你一半的姿容吧。低了，我不要。苏九哥一本正经地拍了个马屁，随后大笑一声，跟随着前方碧儿桌的方向而去。尹老无声无息地凑了过来，轻声说道：帝女，还请放心，有老奴在，绝不会让这些庸脂俗粉接近到弟子大人的尊躯的。秋莲月没有说话。楚家的藏经阁内，楚天跟发了疯似的寻找着记载着双魂共体的古籍，周围一地皆是散落的书籍，满地狼藉。没有，没有。楚天不断喃喃，紧皱着眉头，拿起一本又一本的书籍，然后随手丢落在地。他是真的不愿相信苏九哥之前所说的话。他本就自命不凡，在拥有了那些记忆之后，更加坚信了自己便是那天选之人。可按照那位苏兄所说，若真是有强者想要夺舍自己失败，暗自潜藏在自己神魂之中，那可真就太可怕了。毕竟没有人想要一个对自己图谋不轨、整日惦记着想抢夺自己身体的神魂存在。寻找了半天都不见与双魂共体相关的书籍，楚天不悦的怒声道：该死的，怎么哪里都没有？那家伙莫不在骗本公子？这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双魂共体的存在。楚天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眸闪烁。楚家底蕴有限，或许身为玄君道玉天问宗圣女的柔儿会知道些什么。楚天暗暗想到，知呀。恰好这时藏经阁的房门被推开，一名看上去面容平凡、身着麻衣的汉子推门而入。当见到这满地杂乱的书籍后，那汉子心中咯噔一声，少爷又在发什么癫？楚天抬起头，见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隐藏于这望天城中搜罗传达消息的101位头领，微微一愣，说道：李虎，你来做什么？李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上前恭敬道：少爷，您早时派我等去探查关于五族覆灭一事，已经有了眉目。楚天闻言眉头一挑，哦，究竟是何人？你且说来。李虎点点头，面色敬畏地抱拳说道：听西边集市的一些小摊贩说道，五族覆灭之前，那素来与少爷您交好的几族小公子得罪了一对状貌不凡的年轻男女，正是五族小公子们调戏其中的女子，引得对方不快，这才派出身后跟随的黑衣老者将五族给一巴掌覆灭了，连带着您那几位好友连渣都不剩。说到这，李虎有些心有余悸，毕竟能够轻描淡写之间覆灭整个望天城五族的这般恐怖的实力，恐怕也唯有玄君道玉那些圣人才能做到。楚天瞳孔大战，有些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仅仅一人，莫非是某个超级势力前来历练的天骄？心中越想越有可能，只是为何李虎所描述之人这么的熟悉呢？楚天沉声问道：那对男女还有跟随的老者长何模样可知道？李虎点点头说道：那二人气质超群，样貌特征极为显著，为首的好像是位金发青年，同行的那位女子蒙着一层面纱。待李虎一口气说完，楚天浑身发颤，满脸惊恐，抓着他失声道：你说什么？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楚天整个人都被震撼得无以复加。他之前还以为苏九哥与秋莲月不过是一不入流势力弟子而已，可没想到人家的背景这么的深厚恐怖，一言不合就灭了五族。楚天眼眸不断闪烁，心跳急剧，竟然会是那位苏公子和秋姑娘，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言语之间不自觉地恭敬了起来，而且自己竟然跟这般存在结识，并成为了好友。楚天深吸一口气，转瞬间便是无比的狂喜，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令他激动不已。要知道，望天城五族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势力，那都是与自己楚家平齐的存在，却都被苏公子身后的那位老者一人平复，这说明了什么？苏公子与那位秋姑娘必然是某个超级势力的天骄前来历练，若是他细想，便会很快察觉到不对。试问两位连望天城五族都不放在眼里的存在，怎么会来拜访自己？可现在的楚天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甚至还无比的窃喜，自己不但没有得罪，反倒是还与这两位身份尊贵的天骄交好。果然，比起其他五族的那些臭鱼烂虾，自己楚天的眼光与格局要高出了不止一星半点。平复了一下激动无比的内心，楚天一脸严肃地看着李虎，开口道：李虎，这件事你可能够确定？你应该知晓，本公子可不喜欢传假消失之人。李虎闻言脸色变了变，赶忙说道：少爷，这件事我可是在西街询问了数十位摊贩，他们口言如出一辙，更是亲眼目睹了整件事全过程，无以性命担保，这件事100%真实。楚天微微颔首，摆手道：行了，我知道了。李虎接着开口道：少爷，还有一件事。楚天，什么？李虎，望天城五族领地归属一事，天问宗已经传来消息，玄女殿下应该这2日便会回来。薛柔，许久没见，柔儿，你还好吗？楚天眼中闪过一丝怀念。好了，下去吧。李虎告退一声，在李虎走后，楚天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想我楚天果然就是那天选之人，随随便便结交的2位贵人，竟然都是超级势力的天骄，说不开心那是不可能的。楚天发泄了好一会，这才沉静下来，忽然想起之前那位身份神秘不凡的苏公子说的是，以对方的身份，自然不屑于欺骗自己。楚天一下子便信了一大半，喃喃道：双魂共体吗？我不管你是谁，又为何出现在我神识之中，但这副身体唯有我楚天才是真正的主人。楚天眼中闪过一丝阴狠，敢惦记自己的身体，
自己绝对要将他给驱逐出去。可是这般特殊的情况，哪怕是玄军道域内有名有姓的丹师都不曾了解，该怎么办呢？像是想到了什么，楚天眼神一亮。楚家叶。自楚天得知苏九哥与秋莲月二人身份后，便变得更为恭敬了。当日便摆满着豪华丰盛的晚宴，宴请两人上座。苏九哥看着眼前无比丰盛的餐宴，一位位身着透薄轻纱、面容俏丽的侍女端着一盘盘珍馐上桌。珠儿与碧儿站于楚天两旁，提起捏着肩，满堂皆是过往少女的体香与食香，声色俱全，看上去富丽堂皇，好不享受。秋莲月似乎并不太喜欢这样的场景，见此一幕，蹙了蹙秀眉。饶是苏九哥看着这淫靡奢侈的一幕，也是错愕了一会。看着坐在首席微眯着眼，犹如皇帝一般享受着按摩的楚天，苏九哥不由暗暗想到：好你个楚天，倒是比本弟子还会享受啊！在这有实力背景便能够为所欲为的世界，自己属实还是收敛了不少，是不是应该也收几个侍女了？苏九哥看了看身旁的秋莲月，见来人，珠儿、碧儿两人美眸一喜，轻声说道：“公子，苏公子与秋姑娘来了。”珠儿说道：“楚天睁开眼，眼神大喜过望，赶忙从座上起身，相较于之前热情的不少，大笑着迎接道：“苏兄，你可终于来了，还有秋姑娘。”苏九哥笑着回应道：“楚兄弟邀请，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的。”楚天脸上的笑容更甚了，说道：“哈哈，苏兄与秋姑娘作为客人，我这可得好好的招待一番，尽一尽地主之谊啊！今夜这桌食宴，我可是特地为你们所准备的。”在知道了二人的身份后，楚天就更是想要与苏九哥交好了，直接推开两个桌椅，笑着说道：“苏兄、秋姑娘，快快请坐。”苏九哥微微颔首，与秋莲月一同坐了下来。到了他们这个境界，口腹之欲已经不怎么重要了。楚天既然大晚上的宴请自己与莲月，必然是有什么事情想要相求。苏九哥不由得想到了白日那一幕，大概猜到了一些。楚天看了看四周，有些疑惑地说道：“苏兄，跟随着你的那位前辈呢？”在他的认知里，那位老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便是苏兄的宗门长辈。苏九哥，尹老有些事要处理，所以没来。楚天点点头，坐于自己的位置上，淡笑地说道：“苏兄、秋姑娘，在我这就当是在自己家一样，不用太见外。这可是我望天城中上好的灵酒，对我等修炼者来说可是大有裨益。请。”说到这，楚天先干为敬，苏九哥也是象征性的小酌了一口。在这丰盛的晚宴上，楚天与苏九哥相谈甚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打听着二人的消息。对此，每到关键时刻，苏九哥都是一笑带过。可惜的是，哪怕是晚宴之上，秋莲月依旧是没有摘下自己的面纱，每次只不过是小抿一口，这倒是让楚天有些失望，也没有太过在意。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位姑娘似乎都是以苏兄为主导的。楚天好饮了一口酒，笑着看向苏九哥说道：“今日能够结交到如苏兄与秋姑娘这般的年轻俊杰，简直是我楚天的幸运。苏兄，这一杯我敬你。”珠儿与碧儿两女也是端着酒杯，风情万种的款款来到苏九哥身前，声音娇媚无比的说道：“苏公子，珠儿也代公子敬您一杯。”还有碧儿，两女今晚都换上了一身轻薄的衣裳，一青一红，微光透亮，能够看到之下那曼妙的身躯。她们围绕在苏九哥一左一右，携带着一阵好闻的香味。含情脉脉地看着苏九哥，说完便将杯中酒水一饮而尽。两女的俏脸皆是浮现了一丝微醺似的红色，朱唇晶莹水润，更是平添了一分春色。见苏九哥将酒水饮下，交谈一小会之后，楚天不动声色地说道：“苏兄，白天那件事终于来了。”苏九哥轻笑，故作疑惑地说道：“何事？”楚天：“便是我双魂共体那一事。”在下回去后思索许久，发现的确是如苏兄所说，我可能真的是那拥有双魂共体之人。苏兄既然对双魂共体颇有了解，那不知可有办法驱逐出我体内的另一神魂？他这般情况，甚至连柔看过以后都毫无办法。未经之计，恐怕也只有了解这双魂共体的苏兄有所帮助了。苏九哥闻言点点头，缓缓说道：“若楚兄弟你是先天的双魂共体，那这般特殊体质对你有益无害。只是后天双魂共体一个不慎没有处理好，只怕是后果不堪设想。至于这办法吗？也并非没有。”楚天一愣，赶忙询问道：“还请苏兄帮我，若是能够治好我这情况，苏兄弟想要什么，只要是我楚家有的，都可以给你。”哦，苏九哥眉头一挑，显得有些异动。真的？楚天保证道：“那是自然。”老实说，对于楚天所隐藏的不灭神魔体，苏九哥可是眼馋无比。不灭神魔体可是比黄天神体还要更为强大的存在，其天生的神魔大道更与自己的黑黄渊脊、乱戟八荒乃是绝配，能够大大增强战力。苏九哥心中暗暗询问道：“系统造化通玄丹还有吗？”造化通玄丹便是自己之前在玄天道域交给天命主角林妙一的丹药，其效果能够激活隐藏的特殊体质。系统的声音很快便响起：“叮！回宿主，造化通玄丹需要消耗反派值6000。”苏九哥皱了皱眉，之前不是只需要3000反派值吗？通货膨胀涨价了。系统的回复简单明了。苏九哥嘴角抽了抽：“狗系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叮！回宿主，造化通玄丹果因人而异呢。天命主角楚天所适合的是价值6000反派值的这款的亲。虽然因为收割了叶盛与南宫哥的原因，自己现在的反派值不少，但这并不代表花费这6000反派值不会肉痛。不过用6000反派值换取一个不灭神魔体与一条神魔大道，这般买卖还是十分划算的。苏九哥沉吟片刻后点点头道：“兑换。”叮！造化通玄丹兑换成功，当前反派值26500。见苏九哥许久没有回话，楚天急了：“苏兄，拜托了。”苏九哥淡笑道：“我知道你现在很急，但你先别急，后天双魂共体也并非毫无办法。
我这里便有2种解决的方式。第一种便是楚兄弟，你忍受几年头疼欲裂的痛苦，双魂共体将会逐渐融合为一人。既然现在楚兄弟你没有什么事，那就证明另一个想要夺舍你的神魂也并不是太强。当然，这保不准会有什么反噬的情况出现。楚天一听，直接果断地否决道：“另一个呢？”苏九哥神秘一笑：“另一个便是提前唤醒楚兄你体内那潜藏着的神魂，将其压制融合。这样一来，不仅会没了后患，楚兄弟你的神魂也将会大大增强，修炼1日千里，一心二用。毕竟双魂共体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特殊体质。”在听到如此之多的好处后，楚天双眸越来越明亮，还请苏兄帮我。苏九哥沉吟片刻后，屈掌一翻，一枚通体如玉的宝丹出现在了手中。光是看上一眼，便知晓此丹极为不凡。一旁的秋莲月也注意到了这一幕，看了过来。身为一位神级丹帝之女，她自然是见过无数的丹药，对于苏九哥拿出的这枚造化通玄丹也是丝毫不陌生。美眸闪过一丝诧异，秋莲月有些不解，为何苏九哥要这么做？莫非此人身怀什么特殊体质？未曾激活的特殊体质，哪怕是大帝前来也难以察觉不同之处。在帝落时代，几乎每个大族都会储备一些造化通玄丹，给族中小辈服下，以此来检测是否有一些特殊的体质隐藏未曾发现。除此之外，造化通玄丹也没有别的用处了，而如今早就已经失传许久。楚天看着这枚丹药，有些疑惑地说道：“苏兄，这是？”苏九哥随口编织道：“此丹名为幻魂丹，服用以后能够激活你神识之内隐藏的那具神魂。恰好我宗之中刚好有一门神通，能够替你压制住那道神魂，方便吸收。楚兄弟若是信我的话，可以想好以后再进行服用。造化通玄丹配置换之术，快乐加倍。至于解决问题，苏九哥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你楚天头疼欲裂，跟我苏九哥又有什么关系？”苏九哥脸不红心不跳的淡淡说道：“幻魂丹。”楚天脑海中不断思索，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名字，心中不禁暗暗感叹：苏兄不愧是来自超级势力的天骄啊！不仅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的特殊情况，更是有着如此神奇的丹药。楚天脸色立刻就变得感激无比，深深的看着苏九哥，沉声道：“苏兄，如此大恩，我楚天毕生难忘啊！”虽然表面感动，但楚天还是不敢就这么轻易服下。自己与这苏兄不过相识1天不到，这幻魂丹一看便不是什么寻常之物，对方为何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楚天心里升起了一丝怀疑。苏兄，这幻魂丹真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吗？如此宝丹，想必应该也十分珍贵吧？苏九哥自然是看出了他的警惕，也不在意的将这幻魂丹给收回，自信无比的说道：“这是当然，我宗之物非比寻常。不过楚兄弟也无需在意，我与楚兄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这般玩意对于我等来说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楚天眼神一亮，见苏九哥那自信的面容，又结合对方那深不可测、神秘恐怖的背景身份，恐怕整个楚家的资源与这珍贵无比的幻魂丹也是一样，都不被苏兄放在眼里。楚天还真以为对方欣赏自己，遇到了真贵人，因此也就信了个七七八八。毕竟遇到贵人这种事，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楚天没有想到自己运气竟然这么好。苏九哥见他有些异动，但笑道：“若是楚兄弟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可以想好再来找我。关于幻魂丹这枚丹药，应该也能在古籍之中找到。”“不用考虑了。”苏九哥刚一说话，楚天便一脸正色地说道：“苏兄真乃我楚天的贵人也，苏兄的话我又怎会怀疑呢？我们这就开始吧。”珠儿有些担心地劝道：“公子，要不还是等玄女回来再说吧。”碧儿也是说道：“是啊，公子，这件事非同小可，可别有什么危险。虽然之前与苏九哥眉来眼去的，但是在关键时刻关乎自家公子的性命安危时，他们也是不得不好心提醒。”楚天闻言有些不悦地摆手道：“珠儿、碧儿，你们这是说什么？我与苏兄一见如故，苏兄还能够害我不成？自己这2个侍女还是眼界太狭隘了。人家苏兄是什么身份？以对方背后的能量，连望天城5族都能够轻描淡写的灭掉，又何必多此一举，迫害自己一个楚家族长之子？像是生怕惹得苏九哥不快。”楚天豪迈地大笑道：“苏兄，事不宜迟，还请助我。”苏九哥笑着点点头，他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好骗，不愧是从小就伤了脑子的，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秋莲月看着苏九哥的笑容，知晓他心底又在打着什么坏水，也没有多说什么。对于他来说，楚天仅仅是一个陌生的路人而已。苏九哥摇头失笑道：“楚兄弟还请放心，这幻魂丹对身体并无什么伤害。”说话间，苏九哥又将那枚造化通玄丹给拿了出来，递了过去。楚天接过，看着手中那枚造化通玄丹，二话不说便咕噜一声吞服下去。此刻他对苏九哥可谓是无比的信任，这般果决之举，饶是苏九哥也不由摇头赞叹道：“楚兄弟真乃人杰是也。既然楚兄弟如此相信在下，那在下定当要全力帮助。”楚天一脸认真的说道：“苏兄压力不必太大，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就算是失败了，也不怪苏兄。”两人言语情真意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两人是相识许久的知己，比亲兄弟还更亲。秋莲月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这一幕。造化通玄丹并没有什么副作用，最不济的情况就是化作一缕灵气充斥气海。他也十分想看看这楚天究竟是有什么特殊体质，才值得让他这么注意。在服用下造化通玄丹过后，楚天感受了一下体内并无什么特殊的异样，不由有些疑惑地说道：“苏兄，为何我服下之后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啊？”苏九哥淡笑道：“别急，楚兄，很快就来了，可能过程会有些轻微的痛苦，还请楚兄稍微忍耐一下。”楚天不在意地笑道：“哈哈，苏兄，想我楚天活了20年，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这点小痛苦还……”动！话还没说完，楚天浑身猛地一震，体内的气血同一时间沸腾了起来，
心脏像是承受了千斤的压力，双手双脚如灌铅石，沉重无比。啊！楚天突然四肢疯狂抽搐，面色狰狞地叫喊了起来，身上仿佛有着数以万计的蚂蚁在啃食着一般，心跳急剧加速，脸色变得涨红无比。造化通玄丹逐渐开始发力，一缕缕神秘的气息不断地在激活着他体内隐藏着的不灭神魔体。好疼，疼死我了！楚天痛苦至极地惨叫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可把碧儿与珠儿两人给吓坏了。公子，公子，您怎么了？这般状态，甚至比那头疼发作还要更加痛苦上10000倍。咚咚咚！楚天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撞击的声音。在身体的最深处，一道潜藏已久、诡异无比的黑色气息渐渐涌入了他的四肢身躯。楚天额头青筋暴起，双手不断地抓挠着自己的脸颊，双目口鼻尽皆流出嫣红的鲜血，犹如厉鬼一般。一旁的碧儿和珠儿两女见状，急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手足无措。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可别吓我呀！苏公子，我家公子这是……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不紧不慢地小酌了一口酒水，淡淡地说道：“是那换魂丹发挥了作用，不用着急，过程的确是会有些痛苦，但想来应该对楚兄这般人杰来说没事。作为自出生以来便携带着先天混沌神体的他，从未服用过造化通玄丹，自然也不知晓其中的痛苦，只不过是略有了解而已。”听苏九哥语气轻松，两女皆是瞪大了眼睛看着楚天。眼下的楚天脸色都涨成了朱紫色，口鼻血流不止，那般模样要多吓人有多吓人。这你跟我说没事？楚天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愈的恐怖吗？不灭神魔体正在缓缓觉醒，体质觉醒更是像不灭神魔体般恐怖霸道的神体，被强行激活所带来的痛苦远非口头上那么简单。一缕缕黑色的气旋从楚天的体内溢出，这股古老诡异的神魔之气便是不灭神魔体苏醒的出征。秋莲月在感受到这股气息之后，美眸闪烁，这独特气息，此人竟然真的隐藏着特殊体质。苏九哥模样平淡，时不时的还夹着一些小菜品尝，与痛不欲生的楚天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哈！楚天满头大汗，大口大口的不断喘着粗气，突然像是什么枷锁被冲破了一般，他双目赤红，头仰得老高，痛苦至极的大吼道：“啊！”轰！一道粗壮无比、滔天的神魔之柱冲天而起，这股气息古老苍凉，充斥着肃穆与神威。珠儿与碧儿哪曾见过这般场面，惊吓得直接连连尖叫。苏九哥皱了皱眉头，直接大手一挥，将两女给击晕。安静一些。随后轻声喃喃道：“尹老，将这里的空间封锁，不要让这神魔之气泄露出去。”身后空无一人的空间波动，尹老的声音不知从何处悠悠传来：“遵命。”屋门外，至尊境的力量直接将此地与外界隔绝。空中那磅礴卷动的神魔之气翻涌，逐渐汇聚成了一尊尊的神魔虚影。苍凉霸道，弥漫着浓郁的煞气与杀意，厮杀咆哮。苏九哥地眸微眯，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看着身上不断倾泻出神魔之力的楚天，黑色的神魔大道上面浮现着玄奥古老的神纹，围绕于楚天周身。秋莲月在旁忍不住询问道：“你想做什么？”苏九哥莞尔轻笑：“这家伙身上隐藏着不灭神魔体，不过他的不灭神魔体很快就是我的了。不灭神魔体霸道无双，主攻杀法，更是生来便携带着神魔大道这种极其稀少的特殊大道之力。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大道之中，除了混沌大道，其余的大道都无法与之媲美，这如何不让人心动？哪怕是在帝洛时代，不灭神魔体也是一种极为强悍的体质。”秋莲月闻言点点头，他知晓苏九哥的先天混沌体能够融合各方体质，变化无穷。两人就这么在此地静静的等候着楚天真正将其激活。在这浓郁的神魔之力凝聚下，天空中那神魔影像变得更为清晰真实。轰隆隆，一道可怕的雷鸣之声响起，但凡妖孽体质一朝觉醒，必将经历万劫。秋莲月动了，他朝着门外走去。这时苏九哥起身拦下了他，轻笑道：“让我来。”在拥有了吞噬神体之后，这体质雷劫之力对他而言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大补品，这般好处苏九哥自然是不想放过。秋莲月蹙了蹙眉头的看着他，明显是不太信任的模样。苏九哥脸色古怪道：“你这是什么眼神啊？你这小妞莫非是不相信本弟子？”秋莲月，这是体质劫，很危险。苏九哥一下子就急了，没好气的说道：“不要用帝洛时代的眼光看我，本弟子已经今非昔比了，你可看好了。吸收了好几个体质本源之后，如今的自己要真与秋莲月站起来，还真不惧怕多少。若是能够将楚天的不灭神魔体本源也据为己有，那么苏九哥几乎能够保证稳压秋莲月一头。”说完，苏九哥大步朝着门外走去。看着天空中那酝酿着的雷劫，苏九哥地眸平静，脚下浮现密密麻麻的符文踏空而起，金色的长发无风自动，无始地经运转，源源不断的提供着磅礴的神力。轰！天空雷云之中酝酿许久粗壮无比的雷柱化作雷龙，朝着苏九哥迎面落下。夜晚的天空都被点亮，带着灭世之威，毁灭世间万物。这股气息来得好！苏九哥长啸一声，黄天神体的特性出现，通体金色的神芒迸起，气血奔腾呼啸，不退反进，直接朝着那狂暴恐怖的雷劫之中冲去。苏九哥沐浴在这雷霆之下，身躯之上不断泛起噼里啪啦的炸响，那湛蓝色的雷霆犹如小蛇一般游荡于苏九哥的身躯。楚天毕竟只不过是斩元境9重的修为，自己神王境的修为，再加上黄天神体的特性，这体质雷劫之力甚至根本的侵入体内分毫。秋莲月在下方有些担忧地望着这一幕，可很快他就发现是自己多虑了。天空中的苏九哥刹那间化作了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磅礴毁灭的雷霆之力竟然被其不断的吞噬消弭。
苏九哥此时就如同贪婪的饕餮一般，那方粗壮无比的雷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缩小，吞噬之力不断吞噬，转化着这庞大的雷霆之力。神王境8重，在这海量的能量提供之下，苏九哥的境界一举突破到了神王境8重。当最后一点雷霆之力被吸收，苏九哥大笑一声，心情愉悦的舔了舔舌头，喃喃道：“这吞噬神体果然好用。”只见他屈掌一翻，一道道黑色的气旋涌动，气息如渊、大气厚重的黑黄渊戟出现在了手中。手持黑黄，苏九哥俨然化身成为了一尊漆黑的神王，手中黑色大戟化作一颗黑色的陨星，朝着上方的雷云投掷而去。多谢馈赠！这恐怖至极的一击贯穿日月，直接一举没入那翻涌着狂暴雷霆的雷云之中。天空中那雷云竟然被黑黄渊戟破开了一个深深的口子，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数的雷霆朝之涌去。轰隆隆！随着这股恐怖力量的爆炸，由不灭神魔体所引动而出的体质雷劫一消而散。屋内的楚天也是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吼！神魔虚影齐齐咆哮，巨大的杀意戾气直冲天际，直接淹没了楚天的意识。楚天紧皱着眉头，眼皮直跳，像是在做着什么剧烈的争斗一般。在结束了一切后，苏九哥缓缓地落下，看着秋莲月笑着说道：“怎么样？我就说没问题吧。”秋莲月点点头，看了一眼屋内昏迷过去的楚天，开口道：“他的不灭神魔体觉醒了。”苏九哥看了过去，嘴角不自觉地扬起。那么现在就过去收尾好了，浪费我一颗造化通玄丹，不收点利息那怎么行？苏逸仙与秋莲月二人来到屋内，来到楚天身边。在觉醒了不灭神魔体之后，楚天的修为竟然也一跃突破到了虚神境1重，他的肉身远比之前强大了不止一个档次，哪怕是面对比他更高一个境界之人也不在话下。只可惜这般强悍的体质很快就要归本弟子了。看着昏迷着的楚天，苏九哥轻声说道：“楚兄弟，真辛苦你了，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本弟子这就帮你治疗。”动手前，苏九哥还不忘调侃一句，随后直接将手放于楚天额头之上，施展起那玄奥无比的致幻之术。嗡！一道质亮的白色光芒闪烁，从苏九哥的手中传来一股浓浓的吸力。致幻之术的力量在寻找着楚天体内隐藏着的不灭神魔体本源，将其给生生抽离。这般痛苦，简直不亚于在服用了一枚造化通玄丹觉醒体质，双倍快乐。浑身骨头像是被一根根的打碎，楚天疼得猛地睁开了双眼，发出凄厉的惨叫。啊！楚天双目赤红，布满了血丝，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苏九哥。不是说好只是轻微的痛吗？楚天龇牙咧嘴地看着苏逸仙，他的表情可谓是要多精彩有多精彩。浑身上下这巨大的疼痛感令他冷汗直流。当感受到了自己体内力量大量的流逝，像是要失去什么时，楚天大惊失色道：“苏兄，你这是做什么？”苏九哥笑盈盈地说道：“别急，楚兄弟，这是在治疗，很快就好了。”他大手一抓，一枚漆黑无比、蕴绕着神魔之气的不灭神魔体本源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刚觉醒的，还热乎。叮！天命主角楚天失去不灭神魔体，气运值损失6000。叮！触发3倍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8000。苏九哥愣了愣，随后眼眸闪过一丝惊喜之色。嚯，好家伙，总算是等到一次反派值的暴击奖励了，足足18000的3倍暴击，这般反派值甚至都已经超过了楚天原有的气运值了。苏九哥看向楚天的目光不禁变得十分顺眼了起来。看着那不灭神魔体本源，楚天心中莫名的涌出一股浓浓的空虚之意，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一般。这是楚天喃喃道。苏九哥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脸正色的说道：“楚兄弟，恭喜你，你的病好了。”说完便将那不灭神魔体本源给收入囊中。楚天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此时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状态，像是还没有反应过来，怔怔的说道：“啊，多谢苏兄。”他怎么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不过见苏九哥这么说，自己双魂共体的隐患就这么被消除了，楚天的心情也是变得愉悦无比，不由暗自感慨道：“果然，这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在心理作用之下，楚天大笑道：“哈哈，苏兄，经过你这一番治疗，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啊！苏兄，还请受我一拜。”说着，楚天便双手抱拳，朝着苏九哥感激无比的正色道：“如此大恩，在下是真不知该如何回报苏兄你了。从今往后，苏兄便是我楚天的至亲兄弟，只要你一句话，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楚天都不会眨一下眼。”苏九哥也是笑道：“楚兄弟不必如此大脸，分明是我才要多谢谢你啊！”靠着楚天，自己不仅得到了不灭神魔体，更是触发了18000反派值的3倍奖励。两人皆是有着另一番心思，相视一眼，哈哈大笑。楚天看向一旁的珠儿和碧儿，这才注意到他们昏迷了过去，有些疑惑道：“苏兄，珠儿与碧儿这是？”苏九哥，这个啊，他们一时劳累，有些疲惫睡了过去。楚兄弟，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也差不多该休息了。楚天看了看窗外，漆黑一片，已然已经是傍晚，点点头说道：“哎，苏兄，你看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知己，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时间。也是，既然如此，那苏兄，我们明日见。”苏九哥笑着点点头，与秋莲月一同离开了此地。望着苏九哥离去的身影，楚天不由微微失声赞叹道：“这位苏公子可真是个奇人啊！想不到我楚天竟有这般人格魅力，能够与此等天骄结交。”楚天嘴角扬起，不禁有些意气风发。想如今望天城五族尽灭，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杂鱼罢了，翻不起什么风浪。而自己又解决了双魂共体的隐患，这一切可都要归功于这位来历不凡的苏公子，间接性的成全了自己。这更加让楚天确信了，苏九哥便是自己命中注定的贵人。
而另一边，同样心情不错的苏九哥看着手中那枚不灭神魔体本源，转身看向一旁的秋莲月，笑着询问道：“莲月，你可知道这是何体质？”秋莲月平静地说道：“不灭神魔体。想不到那人隐藏的体质会如此强大，在他们时代，不灭神魔体也是赫赫有名的。你是如何得知的？”秋莲月忍不住有些好奇地问道。苏九哥大笑一声，神秘兮兮地说道：“本弟子的手段可远远还不止这些。莲月，我都说了，现在的我可与帝洛时期不同了。”秋莲月也没有多问，而是说道：“既然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那何必留在这里？”苏九哥摆手：“不急，这位楚兄弟身上可是还有许多潜力未曾被开发出来的呢。”说到这，苏九哥顿了顿，地眸中闪过一丝意外。叮！天命主角叶盛受到蛊惑，对天命女主产生怀疑，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苏九哥的表情逐渐变得玩味了起来，轻声说道：“可能我们要晚一点再来了。”秋莲月有些不解：“为什么？”苏九哥，古原子那边传来消息了，放养了这么久，韭菜也已经到收割的时候了。叶盛现在所剩的气运值无多，看他的样子，已经不能够再产出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了。与其留着，倒不如直接将其割了，还能够得到系统所奖励的红色宝箱。带回到住所后，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苏九哥将之前那枚从楚天身上得到的不灭神魔体本源给拿了出来，打算现在就将这体质给归为己有。身后，岁月轮悠悠浮现，散发着一股玄奥无比的力量。在这片领域之内，时间的流速都变慢了许多。苏九哥眸光闪烁，毫不犹豫地将不灭神魔体本源给融入了己身。顿时间，无数的神魔之气将其笼罩于其中。苏九哥身上的气质变得更为古老神秘，犹如一尊沉睡中的古之神魔，静静地等待着苏醒。一日一早，楚天便急匆匆派珠儿与碧儿去请2位贵客前来。在得到了不灭神魔体本源之后，哪怕是不显露修为，苏九哥的气息也变得弥足恐怖，携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神魔之气，令人望而生畏。怎么感觉苏兄与昨日有些不同了？楚天怔了怔，也没有多想什么，而是神色紧张地看着苏九哥问道：“苏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昨日你不是说我那双魂共体的隐患明明已经去除了吗？可为何昨晚梦里脑海中依旧会闪过另外一道神魂的记忆？”楚天可谓担心无比，生怕苏九哥的治疗还不到位。苏九哥淡笑着说道：“楚兄弟冷静，另一魂在下的确是已经帮你去除了，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养，那些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与楚兄弟你融合，不要着急。”苏九哥安慰道。楚天得知后，这才好受了一些，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原来是我多虑了，苏兄，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并非是质疑苏兄你的手段，只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是重要，我也不敢太过大意，生怕引起对方的不快。”楚天赶忙解释道：“像苏兄这般大势力之人，自然是心高气傲，自己一而再再而三质疑对方的手段，着实是一种十分不尊重的表现。”苏九哥摆摆手，表示不在意。楚兄弟这是哪里话？你我的交情，我还不至于因此动怒。楚天闻言脸色一喜，如蒙大赦，他大笑一声说道：“好，还是苏兄你豁达，想苏兄与这位邱姑娘初到此地，应该对我望天城还不熟知。今日在下便带领2位参观游玩一下望天城如何？”楚天邀请道。苏九哥摇了摇头，有些遗憾地说道：“楚兄弟，你的心意我们收下了，可是师门那边突然传来消息，我们可能在这待不了多久。”啊！楚天大惊，自己的病还没有彻底治好呢。珠儿与碧儿2女也是一脸诧异。珠儿，苏公子，你要走了？楚天急了。苏兄，为何如此突然？何日出发？苏九哥苦笑道。现在。楚天脸色一变，满是不舍地说道：“这怎么行？你们才出来不久，我与苏兄你一见如故，还从未好好招待一下你们呢。”苏九哥眼眸闪烁，缓缓说道：“天不遂人愿啊，这不是我等能够决定的事。不过你放心，楚兄弟，这瓶丹药你且拿好，其中乃是能够调理你神魂的养元魂丹，每日服用1次，想来不出半月，你那神魂的毛病就将会彻底根除。”说到这，苏九哥拿出了一件青色的丹瓶，递了过去。这一次可真是养元魂丹，这可是苏九哥花费了3000反派值才兑换而来的养元魂丹，其效果顾名思义，能够最大程度的恢复一个人的受伤的神魂，哪怕是一缕残魂，只要服用了一定数量，都有望恢复如初，甚至更进一步。虽然效果显著，可是楚天神魂之中那另一道神魂，苏九哥根本就从未去除过。养元魂丹的作用只会加剧那另一道神魂的复苏，使得楚天头疼的更加厉害，甚至一个不好，反倒是还会被那神魂给夺取这具身体的控制权。这时楚天呼吸一滞，瞪大了眼，满是错愕，这如何使得啊？苏兄，你已经帮过我天大的忙了，现在又要赠我养元魂丹，这怎么能行？这枚丹药他可是曾经听柔儿说过的，为了解决自己头疼的问题，柔儿曾经花费巨大的代价寻找这养元魂丹，只可惜这丹药实在是太过珍贵稀少，哪怕是以他天问宗的势力都难觅其一。楚天看着手中的那青瓶装着的养元魂丹，足足有20-30枚，这般出手阔绰，简直像是在做梦一般。苏九哥不在意地说道：“我与楚兄的交情，又岂是一瓶区区养元丹所能够比拟的？楚兄弟，若是不收下，那可就是不给我面子，如何不愿意？”楚天心底那可是10000个愿意啊！他浑身激动的有些颤抖，这区区一小瓶中所装着的丹药，几乎抵得上他楚家几乎所有资源不说，还有价无市，太珍贵，实在是太珍贵了。楚天强行挤出了一点眼泪，情真意切地看着苏九哥，扑通一声便直接跪下。苏九哥愣了愣，这是……楚天五体投地，大声说道：“
苏兄再造之恩，无异于自己的衣食父母。苏兄，还请受我一拜。苏九哥弟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但没有表现出来，摇头说道：“唉，楚兄弟，何必如此？”苏九哥搀扶起感激涕零的楚天，头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善人，看着他的双眼，说道：“楚兄弟，时间紧迫，我与连月也该走了。”楚天满是不舍的沉声道：“苏兄。”这一幕堪比生离死别，最终楚天认真无比的说道：“大恩不言谢，日后若有需要，尽管找我。”苏九哥肯定会的。在一番告别过后，苏九哥与邱连月离开了。楚天紧握着手中那青色玉瓶，望着两人的背影，站立在原地许久，心中久久不能平息。珠儿好心的上前提醒道：“少爷，那位苏公子与邱姑娘已经走了，您才刚病好不久，还是快些回屋休息吧。”碧儿，是啊，公子，可千万别辜负了苏公子的一片心意。他们两女也是十分不舍苏九哥的离开，毕竟出手这般阔绰，模样又是俊美无比，任谁都难以拒绝。楚天目光悠悠，喃喃道：“苏兄弟可真是一个好人啊！想我楚天是何德何能，能够结交到如此天人。”明明只是短短1天多的时间，楚天却感觉自己与苏九哥神交已久，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而在苏九哥两人离开不久后，门外李虎匆匆而来，大声喊道：“少爷，少爷，楚玄女从天问宗回来了，已经抵达望天城了。”什么？苏兄这才赶走，柔儿就回来了？楚天脸色一喜，多日未曾见到柔儿，可谓是想念无比。珠儿与碧儿同时惊呼道：“是小姐，小姐回来了！”楚天赶忙将那装满着养元魂丹的瓶子给收好，朝着李虎说道：“快带我去接柔儿。这件事父亲长老他们知道吗？”李虎也是激动不已的点头说道：“少爷，族长长老他们早已经在望天城外恭候多时了。”楚天点点头，脸色欣喜的说道：“珠儿、碧儿，我们走，快去接柔儿。”他本以为柔儿最起码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却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楚天整理一下自己的着装，赶忙朝着屋外走去。而就在这时，楚家族的外传来了一道中气十足、爽朗无比的大笑声：“哈哈，天儿，你看是谁来了？”族长楚啸风带领着一众楚家长老们从门外而来。在其身旁，一位身着水蓝衣裙、身材高挑的美丽少女迎面而来。少女一头乌黑如瀑的秀发洒落于肩，冰肌玉骨，明眸皓齿，眉如柳叶，碧玉琼鼻，气质圣洁飘渺，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雪莲。高挑修长的玉腿在那半遮半掩的薄纱之下若隐若现，光滑如玉，正是天问宗这一代圣女楚宣柔。当见到楚天时，楚宣柔美眸一亮，隐隐闪烁，娇声道：“楚天哥哥。”她小跑上前，伴随着一缕少女独有的清香，来到楚天身旁。“楚天哥哥，好久不见，柔儿好想你。”楚天一怔，微微失神，不自觉地将柔儿与那位绝美超群的邱姑娘对比了起来。柔儿虽然略微逊色，但依旧也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其在天问宗里培养出来的大教气质，也不枉是一人间绝色。当听到柔儿的声音，楚天这才反应过来，随后轻笑着摸了摸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柔儿，我也想你。这段时日你在天问宗里过得还好吗？”楚宣柔点点头，轻抿着嘴说道：“天问宗里的师傅和师兄师姐他们都对我很好呢，楚天哥哥不用太过担心。”楚天，那就好。见自己的养女与宝贝儿子关系依旧是如此亲密，楚啸风不由哈哈大笑一声，转身看向了一众楚家长老，他们也是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笑而不语。楚啸风，柔儿与天儿许久未见，看来我们这群老家伙还是打扰到他们两人叙旧了，我们还是先走一步吧，让天儿和柔儿独自相处一会。楚天豪迈地说道。一旁一众楚家长老们听闻也是哈哈大笑，哈哈，族长说的没错呀，人家年轻人应当给他们一点空间。走了，我们这群老东西就不在这打扰了。说完，楚啸风便与一众长老们离开此地，一个是自己的养女，一个又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楚啸风自然乐得见此一幕。楚宣柔闻言俏脸一红，有些嗔怪地跺了跺脚，说道：“族长和长老他们这是做什么吗？”楚天不在意的一笑，说道：“柔儿，快来，你我二人也许久未曾见面了，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呢。”珠儿与碧儿也在旁边起哄道：“是呀，小姐，您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少爷可是天天叨着你呢。”楚宣柔有些娇羞的喃喃道：“真的吗？”两人来到一庭院落座，楚天让珠儿与碧儿两女退下，看着对面一脸羞涩的楚宣柔，忍不住开口询问道：“柔儿，你此次回来怎么速度如此之快？可是因为那望天城五族的事情啊？”当提及这件事时，楚宣柔的脸色正色了不少，点点头说道：“楚天哥哥，你说的没错，这件事可不仅仅是我们天问宗关心，就连天水道派、万圣宗也在关注着此事呢。”什么？楚天听闻一惊，有些不解地说道：“望天五族的资源虽然令人心动，但既然由你天问宗出面，他们应该也不会多说什么吧？”柔儿所说的这几个势力，皆是玄军道域顶级，不弱于天问宗的存在。楚宣柔一脸认真地说道：“这件事可不一般，小小的望天城五族，在我玄军道域自然是翻不起什么风浪。可楚天哥哥，你难道不知道这覆灭五族之人吗？听师傅说，我玄军道域来了一位至尊，便是那位至尊将五族给覆灭的。早在前日宗内大能便有感至尊出手，其他势力必然也是感觉到了，这才引来了他们的关注。至尊？”楚天瞳孔一缩，似想到了什么。至尊？这怎么可能？苏兄背后那位老者竟然是位至尊？这般层次的存在，哪怕是在诸天万界都是老祖级别，他一时间根本无法想象苏兄的背景能够有多可怕。楚宣柔见楚天一脸震惊的表情，有些疑惑地说道：“怎么了？
楚天哥哥，你难道是知道些内幕吗？楚家毕竟就身处在事情的中心，说不定知道什么这件事的隐情。天问宗派自己前来，也正是想要自己打探一下关于那位至尊的情况。楚轩柔，楚天哥哥，如果你知道什么的话，一定要与我说。天问宗上下对这件事都重视无比呢。楚天心里翻江倒海，突然仰天大笑了起来。哈哈哈！楚轩柔满是不解，这是怎么了？楚天眼中止不住的窃喜之色，一脸神秘的说道：“柔儿，如果我说我认识那位至尊呢？甚至我还与他们关系不错，乃是挚友。”这一下轮到楚轩柔惊了，他有些不可置信的捂着小嘴，美眸意外的说道：“楚天哥哥，这件事可不能瞎说。”楚天傲然一笑：“我楚天是什么人，岂会随便胡说？柔儿，你且细细听来。”对于柔儿，楚天可谓是信任无比，两人自幼便是青梅竹马。楚天将自己与苏九哥、邱连月如何相识的种种一一诉说，甚至连苏九哥帮自己解决了头疼的事也都说了出来。楚轩柔可谓是越听越惊讶，美眸异彩连连，似乎不敢相信楚天哥哥能够结识到这么人物。这是真的吗？楚天笑而不语，点了点头。楚轩柔起身上前，有些怀疑的来到楚天身边，关切的说道：“若这是真的，那可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是楚天哥哥，你不过与那位苏公子相识一天，对方为何会做到这种地步？什么双魂共体，我也从未听说过。”他怕楚天被人给蒙骗了。楚轩柔，楚天哥哥，您的那个病是真的好了吗？楚天自信无比的说道：“这是肯定的。我楚天是什么人？我现在的感觉好多了。不仅如此，苏兄还赠我了一瓶养元魂丹，就是之前柔儿你前去寻找的那种丹药。柔儿，你看看。”说话间，楚天将那瓶装满养元魂丹的小瓶子递了过去。老实说，自己与苏九哥非亲非故的，他也不明白为何对方对自己如此之好。楚轩柔有些狐疑的接过那件小瓶子，将其中的养元魂丹给倒了出来。望着这晶莹剔透的白色丹药，楚轩柔微微一愣，随后美眸大惊：“这竟然真的是养元魂丹！”楚轩柔不可置信的捂着小嘴，震惊道：“竟然还有如此之多！楚天哥哥，那位苏公子究竟是什么来历啊？如此珍贵的丹药，对方随随便便就拿出20-30枚，这可做不得假。这般阔绰之举，饶是他也不由心中升起一丝好奇。”在得到楚轩柔的确认后，楚天心中的那最后一丝疑虑也被打消。要知道，柔儿那可是玄军道域第一势力天问宗圣女，连她都这么说，那这丹药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一想到这，楚天不由心情极好的放声大笑道：“哈哈，我就说嘛，柔儿，苏兄怎么可能骗我呢？你看，这下你相信我与那苏兄的交情了吧？对于苏兄来说，在我们眼中，这珍贵的养元魂丹，估计只不过是人家随手可得而已。”楚轩柔美眸晶莹闪烁，像是重新认识到楚天一般，不禁也为他感到开心，惊喜的说道：“楚天哥哥，照你这么说，那位苏公子可真是个大好人啊！”他重新将那瓶丹药递了回去。楚天接过那瓶装满着养元，直接拿出一颗便吞入腹中，笑着说道：“可不是嘛，养元魂丹刚一入腹，便化作一股股奇妙的气流，不断滋养着自己的神魂。眼前的视野顿时变得极为清晰了起来。楚天眼神一亮，感受着这股奇妙的感觉，本来有些混沌沉重的身躯都变得轻松自如，啧啧称奇，不愧是圣品丹药，我感觉我的神识都被扩充了不少。这养元魂丹果然是神奇无比啊！”楚天有些激动的说道。刚一说完，楚天整个人突然重重的一怔，头颅内像是插进了无数根针一般，刺痛无比。啊！楚天惨叫一声，这下可把楚轩柔给吓坏了，赶忙上前，关切无比的说道：“楚天哥哥，你怎么了？”楚天的头颅重重的垂落了下去，当再次抬起时，他的眼神变得迷惘与困惑，满是不解与疑惑的看向四周，喃喃道：“这里是玄军道域10城内。”苏九哥与秋莲月行走于这片古老的城池之中。这座古城位于玄军道域极为偏僻之地，此地的灵气也极为匮乏，大多过往之人修为都十分低下。相较于繁华无比的望天城，10城之中人迹萧条，大多都是上了年纪之人。城内一片死气沉沉的，锈迹斑驳的青石板与此地的建筑看上去毫无生机。苏九哥在查看了一番叶盛的所在位置过后，喃喃道：“这叶盛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真是奇怪，明明系统告诉自己叶盛的准确位置就在此处，可自己与连月在此地寻找了半天，却根本不见得对方的踪迹。”看向一旁缭绕在秋莲月身旁的小寒娇，通体雪白晶莹，看上去十分不凡。小寒娇似乎对连月十分的亲密，时不时的蹭一蹭秋莲月的玉手与脸颊。忽然，前方传来一道清脆的争辩声：“什么？我没听错吧？这可是我从木林山脉自己采摘的极品参王，可是价值40块中品灵石的，你竟然收20块中品灵石，你怎么不去抢呢？”这么大的声音，自然是吸引了不少周围人的目光。苏九哥与秋莲月自然也是不例外。苏九哥朝那楚方向看了过去，微微一怔：“天命女主，姓名楚莲儿，身份楚家弃女，天命女主，性格稳重、柔弱、坚强、持家，境界万法境3重，体质要灵体，要灵体。对于那些邪修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炼制人丹的药引。功法运灵诀、生火术，宝物参王聚灵丹。当前气运值6000。不远处一个小摊位上，一位眉清目秀、面容姣好、身着着麻衣的少女正双手叉腰，气冲冲地瞪着那位摊主。楚莲一把将摊位上的那一株参王果夺了过来，鼓着小嘴说道：“这不是坑人吗？不卖了，我找下家去。”那小摊主也是很无奈地说道：“姑娘，
天地良心，我可没有坑你啊！你的这些材料原先都要供应给望天城之中的大族李家的，他们收的价钱自然不低。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望天城5大族都一夜之间突然覆灭，我们这些丹药的供给啊，也只有给剩下的唯一大族楚家了。我也不怕告诉你，楚家收这参王的价格还不及原先李家的一半。以前李家那可是60块多块中品灵石收，有时候甚至还更多。而现在到了这楚家手里，腰斩了一半之多，这参王只收25中品灵石了。那摊主叹了口气，喃喃道：“我也不过就赚你5块灵石的差价。现在我们这几大城所有产业都被楚家接收垄断，以后这日子可不好过了。姑娘，我劝你要出手就早些出手，保不准过几天这参王连20块灵石都没有了。”楚莲闻言愣了愣，有些不信道：“真的是这样？”摊主摇头道：“哎，姑娘，若是你不信，可以去那些大商行看看，他们收购的价格比我还更低一些，我这都还算是良心的了。”过往的行人们听闻恍然大悟，纷纷说道：“怪不得我说为何现在那些大商行的收购价都低得离谱，原来是这样啊！这楚家也太他妈不是人了吧！哎，没办法，以前可是6族竞争，现在只剩他楚家1族了，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了。”楚莲闻言气得跺了跺脚，眼眸瞪得浑圆，气鼓鼓地说道：“这楚家简直太过分了！这样下去，我和爷爷要如何生存？他是修炼者兼顾炼丹师，光是自己所需要消耗的灵石便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家中还有爷爷和叶大哥。这参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是足够几人半月开销的天才地宝。在木林山脉找到这极品参王时，楚莲可别提有多开心了。可现在连这极品参王都只值20块中品灵石，那就更别提其他的普通材料了。”小摊主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姑娘，看你也经常在我这光顾，这参王我就收你23块中品灵石如何？”楚莲思索了一会，犹豫再三，最终怕这参王在贬值，只好说道：“好吧，大叔，之前是我错怪你，不好意思。”摊主摆手道：“没事没事，毕竟现在大家伙都不容易。”就在楚莲准备将那极品参王交出去时，一道轻笑声响起：“哼，这位姑娘，这极品参王不如卖给我如何？”楚莲愣了愣，她转过身躯，当看到眼前那一头金发、耀眼俊美的男子与身旁一袭白裙、飘然出尘的绝世女子时，微微一怔。这两人一看便不是什么普通人。楚莲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是？”秋莲月看了眼楚莲手中的参王，的确是极品参王，可参王的价值最多也只能够炼制地阶丹药，对于自己和他来说，就跟路边随处可见的杂草一般毫无作用。苏九哥露出和煦的微笑，轻声说道：“姑娘，你不必知道我们是谁，我观你手中的这枚参王不错，可否卖给我？我出100块中品灵石。”什么？此言一出，不仅是楚莲，就连周围的摊主路人们也是大为所震。100中品灵石，这是哪家公子？要知道，哪怕是其他5族还在的时候，这参王最多也不过60枚啊！公子，看我这边也有参王卖。对于周边摊位摊主的话，苏九哥自然是充耳不闻。他所在意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区参王，楚莲才是自己的目标。当听到苏九哥的报价时，楚莲小脸满是诧异，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这位公子，我这是参王。”像是怕苏九哥看错了似的，楚莲接着补充道：“是极品，但是根本就不值那么多价钱。公子，你可是看错了。”苏九哥轻笑着摇了摇头，不在意地说道：“我没有看错，我要的便是你手中的那株参王。100灵石，莫非是少了？”以石夫人在周边各城产业都被楚家打压之时，有人竟然愿意花费远超之前的代价购买一株参王，这般阔绰之举，楚莲怎么可能不愿意？没有，我卖。只是公子，这参王虽然是极品，但也不值那么多中品灵石。您看给我40块中品灵石，不，30块就可以了。楚莲一脸认真地说道：“40块中品灵石是他最早定的价格，只不过现在经济这么不好，大家都不容易，那还是30枚吧。”周围的摊主们闻言皆是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那表情仿佛在说：“自己给自己砍价，你是认真的吗？”苏九哥也是一愣，随后忍不住失笑道：“哈哈，有趣，真是有趣，给你多了，你怎么反倒还自己给自己压价了？是多是少都一样，千金难买本公子开心，说100就是100。如此傻白甜的姑娘，不愧是天命女主。”秋莲月美眸中也是难得的闪过一丝笑意，抚摸着手中的小寒胶1000，对于这可爱质朴的姑娘也不由得心生好感，轻声道：“拿着吧，她不缺灵石的。”哪怕是这么说，楚莲依旧是摇了摇头，一脸坚定的开口道：“谁家的灵石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公子，您若是想要，给我30枚灵石便可以了，100灵石不要30。”周围的摊主们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楚莲，这两位明显就不是什么普通人啊，绝对是手头富裕的大宗门弟子。姑娘，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而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走出了一位身着布衣、头戴着草笠的男子。莲儿，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没有弄好吗？见来人，楚莲轻声说道：“叶大哥，是我这里出了一点问题，马上就好了。”什么问题？头戴草笠男子有些奇怪地问道。楚莲看了看身前苏九哥与秋莲月，小脸有些为难地说道：“是这位公子要以100中品灵石的价格买我手中的那株参王。”哦，这是好事啊。莲儿，我记得之前参王收购价不都是40中品灵石吗？难道是又涨价了？草笠男子咧嘴一笑，心情显得有些不错。他转过身去，当看到苏九哥时，浑身猛地一震，瞳孔瞬间放大，满是不可思议之色。而苏九哥正笑盈盈地看着眼前人，天命主角叶盛。现在的叶盛相比起之前看上去沧桑了不少，满脸胡渣，头发杂乱无章，
而更为吓人的是，叶盛的脸上有着一条长长的疤痕。姓名：叶盛，中毒。身份：天命主角，瀚海圣宗宗主亲传弟子。年龄：21。性格：狂妄、隐忍、坚韧。境界：斩元境4重。体质：无。功法：古罗地经不死玄魔功，心灭世焚天诀，心大轮灭日诀，撼天掌，瀚海天经。宝物：杀神环，心饮血地枪，心。生平经历：准地重生。当前气运值1万，1万的气运值。当看到叶盛的气运值后，苏九哥皱了皱眉头。系统，这是怎么一回事？按道理来说，古原子蛊惑之后，叶盛现在的气运值应该只剩下3000不到，而现在竟然又恢复了不少。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回宿主，天命主角可以通过后期得到的宝物增长气运值。苏九哥闻言恍然，微微颔首，表情逐渐变得玩味了起来。这样啊，不只是自己在成长，天命主角也是一样。从这叶盛身上新增的宝物与功法来看，苏九哥不难看出，那仙古遗迹之中叶盛最后所得到的宝物，应该是一位大帝的毕生传承。虽然很不想逮着一头羊薅，但不得不说，重生流主角就是强，哪怕是被自己磨去了大半气运值与宝物，也依旧能够搜罗万千。对于叶盛的表现，苏九哥可谓是满意无比，不禁暗暗庆幸自己之前没有将此人给咔嚓一声给了结了。秋莲月自然也是发现了叶盛，他没有说话。当看到眼前二人之时，叶盛浑身开始止不住的颤抖，心中翻江倒海。苏家弟子，这怎么可能？为什么这家伙会在这里？叶盛心中咆哮。自从仙古遗迹过后，苏九哥可谓成了自己挥之不去的梦魇，自己终日笼罩于恐惧之中。而今日与莲儿出来贩卖药材，竟然好巧不巧在这偏僻无比的地方撞见了对方，这让叶盛如何不心惊？叶盛眼神不断闪烁，脑海飞速运转，大口大口的喘气，试图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楚莲儿明显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关切询问道：“叶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叶盛赶忙低下帽檐，不敢直视苏九哥那摄人的目光，压着嗓子沙哑的说道：“嗨嗨，不，我没事的，莲儿。”楚莲儿蹙了蹙秀眉，认真的说道：“叶大哥，你的嗓子怎么回事？莫非是体内丹毒还没有好？爷爷可是说了，这可由不得延误，你快吃了。”说话间，楚莲儿赶忙拿出了几枚有些粗糙的丹药，递了过去。这一刻，叶盛可谓是想死的心都有了，要不要这么坑队友的？他是虽然心中恨不得将苏九哥碎尸万段，可也是真的怕他。没有恢复重生前修为的他，在苏九哥眼中就如同一只蝼蚁般弱小。叶盛压低着脑袋，摇了摇头，说道：“我累了，莲儿，我们还是快回去吧。”苏九哥闻言，地眸闪烁，知晓叶盛是怕自己当众识破他的身份，故作不认识的模样，轻笑着开口道：“这位兄弟是怎么了？我看好像不舒服的样子。姑娘，我看还是将那猪参王卖给我，你们也好回去休息不是？30就30。”楚莲点点头，他知道叶大哥刚刚恢复不久，身子骨还不太好，万一出了点什么事，那可就坏了。楚莲将那参王给递了过去，开口说道：“公子，给你。”苏九哥微微颔首，接过那株参王之后，随手丢出30块仙品灵石。楚莲下意识地接过，这是……当仙品灵石一经出现，其中充裕的灵气令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火热了起来，呼吸急促。这至少也是上品灵石啊！天哪，我没有看错吧？30块上品灵石换一株参王，这怎么可能？楚莲被众人的声音吸引，当看到手中那沉甸甸的灵石，娇躯一怔。这是他曾经在爷爷那里见到过，这哪是什么中品灵石，分明是仙品。这般灵石，唯有那些超级大势力之中才会流通。楚莲美眸一凝，赶忙抬起头说道：“公子，这万万不可啊！这可是……咦？”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仙品灵石吸引而去。苏九哥与秋莲月不知何时消失在了此地，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四周，楚莲微微失神，在一众人火热的目光之下，赶忙将这些灵石给收入储物戒之中。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令楚莲惊喜无比，看向一旁的低着头发抖的叶盛，娇声说道：“叶大哥，我们发财了。”叶盛这才回过神来，不见苏九哥的身影后，这才大松了一口气，背后更是已经湿透了。叶盛没有注意到莲儿的话，反倒是眼中闪过一丝劫后余生的狂喜之色。那苏家弟子竟然没有发现自己。叶盛大口大口的喘气，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上的那道深深的疤痕。这道疤痕是他之前为了痛改前非，舍弃从前的舔狗模样而自行毁去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容貌，从而摆脱苏九哥的监视。是他，一定是自己自毁容貌的缘故，所以那苏家弟子根本就没有认出自己。想到这，叶盛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癫狂无比。哈哈哈哈！这突然起来的大笑，可把一旁的楚莲给吓了一跳。得到30块仙品灵石，的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叶大哥不至于这么开心吧？长笑了好一会，叶盛这才沉静了下来，与楚莲朝着石城之外走去。叶盛一路上低着头，目光悠悠，闪烁着不加以掩饰的浓浓杀意，喃喃道：“苏九哥，还有南宫晴，你们这对狗男女，总有一天，我叶盛要亲手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楚莲的声音响起，有些疑惑的说道：“啊，叶大哥，你在说什么？”叶盛微微一愣，缓过神来，轻声说道：“没什么。”哦，楚莲也没太过在意，而是欢悦无比的朝着前方走去。“叶大哥，快点啦！爷爷要是知道我们今天得到了30枚仙品灵石，一定会很开心的。”叶盛沉默不语，脑海中不断回忆着之前与苏九哥相遇的那一幕。自己隐藏在玄君道域，又在如此偏僻之地，那苏家弟子会出现在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诸天万界这么大，
叶盛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妖巧合的事情。看着身前蹦蹦跳跳的楚莲儿，叶盛眼神变得有些阴晴不定。自己在此地的消息，唯有莲儿与宁老知晓，这让他不禁想起了之前偶遇的一位算命老者告诉自己的一种可怕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叶盛身上忽然弥漫出一股浓郁的杀意，在他手中，一道血红色的气流隐隐汇聚，那般模样隐约像是一柄长枪。若有人在此，定然会震惊。此刻叶盛身上的杀意竟然已经化为实质，摄人心魄。石城之中某一处装饰典雅的酒楼之内，苏九哥与秋莲月两人坐于最高处。苏九哥目光悠悠，居高临下的俯瞰着远处叶盛与楚莲两人离去的身影，收回了目光，嘴角扬起一笑。苏九哥拿起桌上的酒杯，心情不错的小酌了一口，眼眸微亮，有些意外的说道：“咦，这酒倒是不错，想不到在这偏居一隅的小城之中，竟然也会有如此美酒。莲月，你尝尝。”秋莲月没有动身，而她怀中的小一千却是好奇无比的打量着桌上的盈盈酒水，探出了个小脑袋，大眼睛中充满了好奇与疑惑，伸出舌头舔了一舔，浓郁的酒意直冲天灵盖，含娇小一千直接眼冒金星，肚皮一翻晕了过去。苏九哥见状，哈哈大笑，这小东西倒是有趣。莲月，你怎么不尝尝？秋莲月摇了摇头，轻声道：“我不喝酒。之前那头戴草笠之人，好像是仙古遗迹的那个家伙。”我知道。苏九哥轻笑着说道。秋莲月不解，那为何还要放过他？苏九哥饮下一杯酒水，不在意的说道：“还不是时候。”地眸微眯，接着喃喃道：“他啊，就交给那个老头去处理就好了。作为主角杀手，苏九哥相信古原子会将这件事情处理好的，否则被处理的就是他背后的星罗神宗了，是吧？”古原子。苏九哥笑而不语，通过那道神念，朝着古原子传送了一道信息。石城桃村一处小溪边，风和日丽，正在享受着垂钓的古原子慵懒地盘坐于案前，仙风道骨，闭目养神，看上去就宛若一个世外高人一般。而就在这时，身前的鱼竿动了，古原子睁开了双目，瞳孔满是惊惧之色。这怎么可能啊？就在刚刚，那苏家弟子竟然不知道用什么手段，竟然传音到了自己。古原子心神皆震，不禁背后发凉，自己身上果然被那苏家弟子种下了神念印记。古原子老脸拉松，满是苦涩的喃喃道：“苏家弟子真是好手段啊！想老夫快活半载，今日可真是栽到你手里。”苏九哥给自己传讯，差不多是时候收网了。也就是说，那来历神秘的小子要遭殃了。至于要用什么手段的话，让自己看着办。那位弟子大人还说不能直接一杀了当，这不是为难我吗？这要我如何是好啊？古原子悠悠一叹，摇头自言自语道：“那小子的命格也是老夫从未所见，日后必定也不是什么凡人。这般天命之人，就算是要老夫杀，也不一定能够杀掉。只可惜惹到了那杀星，要是你不死，遭殃的可就是老夫我和星罗神宗了。”秉承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原则，看着手中逐渐平息下来的鱼竿，古原子眼眸闪烁，思索了许久，最后沉寂了下来，不知在想些什么。鱼儿啊鱼儿，你尚且还能从老夫手里逃走，自由自在，可我就不同了。现在的古原子感觉自己就像是被苏九哥给死死吊住的鱼，根本就无处可逃。唯一值得庆幸的便是自己察觉得早，没有选择逃走。想到这，古原子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消失在了原地。而另一边，叶盛与楚莲儿也回到了桃村之中。楚莲儿兴高采烈地推开门，大声说道：“爷爷，我们回来了。”简陋的草房之中，一位身材矮小佝偻的老者正不断研磨着什么。老者不为所动，像是没有看到二人一般。楚莲儿蹦蹦跳跳的上前，来到老者身边，神秘兮兮的说道：“爷爷，您猜我那猪餐王卖了多少零食？”宁老闻言瞥了他一眼，不冷不热的说道：“50。”楚莲儿摇摇头，眯着眼娇声道：“不是，爷爷，是30。”宁老闻言一怔，手中的研磨顿时停了下来，那昏沉的老眼满是错愕的看着楚莲儿，似乎在怀疑这丫头是不是脑子给烧坏了。宁老，莲儿。楚莲儿歪了歪脑袋，怎么了？宁老，卖得很好，以后不要再卖了。楚莲儿蹙了蹙眉头，不过很快便反应了过来，直接拉起宁老的手，娇声说道：“爷爷，你在想什么呢？我这30零食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零食哦。您看。”说话间，楚莲儿便将那30枚仙品零食给一股脑的丢了出来。那些零食一经出现，整座狭隘的草房内便充斥起磅礴的灵气。这时，宁老瞳孔一缩，不可置信地看向一脸笑意的莲儿。仙品零食？见爷爷的表情，楚莲儿骄傲地扬起头，说道：“嘿嘿，怎么样，爷爷？莲儿厉害吧？”唰！宁老直接起身，目光满是质问地盯着楚莲儿，沉声说道：“莲儿，这些零食都是哪来的？”楚莲儿一愣，似乎有些不明白为何爷爷会是这般模样。卖的那猪餐王呀，有一位金发的公子，他将这些零食给我后便不知所踪了。那位公子可真是一个好人呢。金发公子。宁老眼神闪烁，看了眼楚莲儿身后的叶盛，似想到了什么，缓缓说道：“我知道了，莲儿，你先出去吧。”楚莲儿不解：“怎么了，爷爷？”宁老，我与你这位叶大哥有事要说。楚莲儿闻言，有些不明所以的点点头，十分乖巧听话的走了出去。他有些不明白，为何爷爷会如此激动。砰！当房门被关上，叶盛低着头，沉默不语。眼前这位老者来历神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修为受损跌落。也正是因为他那神乎其技一般的手段，才将自己体内的丹毒给消灭。要知道，南宫晴可是圣阶炼丹师，能够消除他丹毒的存在，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所以，对于宁老，叶盛还是恭敬无比的。宁老又研磨起了10罐中的粉末，场面一时间沉默了起来。不知过了许久，
宁老才抬起头，看着叶盛悠悠地说道：“叶盛，叶盛啊，我在。宁老，你来到我这里，应该也有多日了吧？”叶盛有些不明所以。有1个多月了。这段日子里，多谢宁老。不用谢我。叶盛话还未说完，便被宁老给打断道：“你真要谢的话，便谢谢莲儿那个丫头吧。若非是莲儿将你从水中捞来，苦苦哀求，老夫也不会救你。”宁老目光如炬，紧盯着叶盛，沉声说道：“能够在你体内种下如此繁杂丹毒之人，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你的过去是什么，老夫根本就不在意，我们也不求你回报什么。但你要记住，你自己的麻烦，切不可牵连到莲儿那个丫头，知道吗？”说到这，宁老的声音不由大了几分。在宁老身上，叶盛能够感受到那一股无形无质的威压，心中咯噔一惊，赶忙抱拳说道：“宁老，你放心，这我是明白的。”宁老点点头，随手甩出了几枚丹药，接着又研磨起了10罐中的粉末。这些丹药分几日服用，你体内的那些丹毒用不了多久便能够完全去除，到那时候你也差不多是时候走了。宁老毫不留情面地下了逐客令。叶盛瞳孔一震，宁老说的如此简单直白，他又如何不懂对方的意思？叶盛沉默了许久，最后扑通跪在地上，诚恳无比地说道：“宁老，您与莲儿对我叶盛的大恩，我叶盛毕生难忘，还请受我一拜。”叶盛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接过眼前的丹药，缓缓轻声离开了屋内。看着叶盛离开的背影，宁老摇摇头，叹了口气。这么多日下来，活了大半辈子的自己，又如何看不出莲儿那丫头对叶盛的情愫？只是在叶盛的身上，宁老能够感受到那隐藏于平静之下的滔天仇恨。自己一个将死之人，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莲儿，只希望莲儿不会被你所牵累。屋外，叶盛捏紧了双拳，楚莲儿蹦蹦跳跳的凑了过来，好奇无比的娇声问道：“叶大哥，爷爷都跟你说了什么啊？这么神神秘秘的？”叶盛看了眼前青春俏丽的少女，轻轻的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莲儿，宁老只不过是给了我一些恢复身体的丹药而已。”楚莲儿若有所悟的点点头：“这样啊，叶大哥，那你可要好好休息哦。我爷爷那可是很厉害的一个丹师呢，这天底下就没有他治不好的人。不跟你说了，我去将之前种的那些药材先给采摘了。叶盛，我帮你。”楚莲儿：“哎呀，叶大哥，你可是伤患，要真想帮我，你就快快养好病，到时候家里的活都交给你干。到那时，叶大哥，你可要带我去你说的那些好玩的地方。”说到这，楚莲儿的俏脸突然泛红了起来，有些害羞的不敢再多说，也不给叶盛任何说话的机会，他直接捂着小脸小跑了出去，步伐轻快，看上去心情极好。叶盛站在原地，眼神闪烁。作为两世为人，莲儿对自己的情谊，叶盛一眼便能够看出，只不过一直对此装傻而已。在经历了自己最为挚爱的两女一死一背叛后，叶盛打从心里便对这天底下所有女子产生了极大的抗拒，根本就不相信感情这一说。而自己来到此地许久，最初还极为警惕莲儿与宁老，生怕他们对自己图谋不轨。可随着这一天天的过去，莲儿无微不至的照顾，叶盛也慢慢接受了他，只是依旧有着那一层无形的隔阂矗立在其中。叶盛自嘲一笑：“哼，南宫晴，苏家弟子，我终究是还在你们2个人的阴影之下。不过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后悔之前所做的一切。”叶盛捏紧了拳头，自己现在最大的仰仗便是从太原仙境之中得到的至宝——狂沙大帝的毕生传承与地冰。知道这个名字你们会笑，想笑就笑吧，实在想不出来了。QAQ， 狂沙大帝那可是曾经在诸天当中都赫赫有名一尊大帝，以杀正道，攻伐绝世。现在的自己舍弃了从前所修炼的功法，从而修炼了狂沙大帝的绝学不灭玄魔功和灭世焚天诀。不灭玄魔功，唯有身怀无尽的仇恨，方才能够最为完美的契合修炼，简直就是为现在的自己量身而打造，意外的适合。而灭世焚天诀这门恐怖的杀伐神通，配合上狂沙大帝的地冰杀神环与银血地枪威能，恐怖骇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这段时间里，靠着这些宝物，叶盛信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只是现在自己必须先将体内的丹毒给去除，韬光养晦。苏家弟子，你出现在这玄君道域之中，莫非是又因我而来吗？叶盛喃喃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一次又一次发现我的存在的？作为准帝重生，自己神魂可谓是强大无比。苏九哥若是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那不可能不被发现的。上一次是因为南宫晴那个贱人的原因，这一次，叶盛心中不愿意接受那种可能。思考了许久，他还是决定去寻找那位前辈为自己解惑。算天真人，算天真人是自己几日前所偶遇的一位大能，因为自己便是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所以自重生之后，对于命数这个东西，叶盛可谓是信任不已。前世自己便曾见过这算天真人，便是他告诉自己，自己这辈子与那地命无望。起初的叶盛还不以为然，却不想一语成谶，竟真的被对方给说中了。当再次见到算天真人后，叶盛更是狂喜不已，不断的追问对方这是否有望地命。得到的结论便是，这世的自己会遭到挚爱的背叛，对上九死无生的大敌，但这些终将成为道路上的养分，唯有舍弃一切，方才能够证到无上大帝。大帝！叶盛目光如炬，炯炯有神。这一世，谁也不能阻止我。想到这，叶盛深吸一口气，一脸坚定的大步朝着一处方向而去。叶盛穿过静谧的茂林，来到桃村小溪对岸的另一边，在岸边有着一位一脸悠然自得、额发童颜、白须垂落的老者。老者气质飘渺超凡，仙风道骨，不似人间客。叶盛脸色一喜，赶忙上前：“前辈，还请为我解惑。”望着眼前的老者，叶盛一脸敬畏与诚恳，当即上前就是一拜：“
算天真人在他重生前那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不知多少大能都曾找过他算过。再加上算天真人对自己所预测的准确，所以对于古原子这般世外高人，叶盛还是尊敬不已的。前辈见来人，古原子也没有太过意外，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对诸事淡漠不闻的模样，静静的垂钓着，就好像没有看见叶盛一般。古原子没有回话，叶盛就这么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他知道，但凡这种游离于世的高人，性情都是捉摸不透的。若是古原子太过主动，他反倒是还会有所怀疑。当日一见，还是在10城之中自己凑巧相遇，大喜过望，主动上前询问。也多亏了叶盛的主动，这才让在不断琢磨着该怎么接近这个家伙的古原子省了一笔力。就这么一直过了许久，叶盛忍不住朝着那鱼钩看了过去，分明没有一点饵料，这要怎么上鱼？叶盛心中暗暗想到。就在这时，一条巴掌大小的鲤鱼摇晃着身子游来，在叶盛一脸震惊的表情之下，竟直接张口咬钩。鱼竿发出轻轻的颤动，古原子右手一抬，拉起一道耀眼的水花，将那鱼给送了上来。刚一脱离水面，那鱼儿竟然一瞬间变大了数倍，浑身鳞片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熠熠生辉，鱼尾竟是夺目的金色，气息也是十分不得了，至少也是斩元境的灵妖。叶盛目光大震，这竟然是寻龙鲤！无耳上吊，古原子这般超脱凡俗的手段，让叶盛顿时间惊为天人。古原子眸光宁静，看着手中的鱼儿，将其收入身旁一竹笠之中，这才像刚发现叶盛一般，抚摸着胡须轻声说道：“你来了呀！”为了营造出这一番世外高人的气息，古原子可是下了好大一番心思。当见到叶盛那一脸惊讶的表情，古原子十分满意，淡淡的说道：“所谓何事？”叶盛这才反应过来，赶忙上前说道：“前辈，我想请问一下，我好像正在面临着您所说的生死大劫，我感觉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时间竟难以分解，还请前辈为我解惑。”当听到叶盛的之言，古原子脸色一黑，忍不住开口道：“说人话，这小子说了半天，说的都是些什么玩意？神神秘秘的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怎么感觉比自己还谜语人呢？”啊！叶盛愣了愣，随后抱拳，简单明了的说道：“是这样的，前辈，我有一个仇家，他不知为何总能够找到我所在的位置。前辈，不知您是否知道一二？”仇家？古原子一瞬间便知晓了大概，8成是苏家弟子也在你身上留下了神念印记。别说是你了，我老人家都解除不了，你倒好，反过来找我。古原子皱了皱眉头，看着叶盛喃喃道：“你且让老夫算一算。”叶盛脸色一喜，赶忙点头。古原子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随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时而皱眉，时而疑惑，面色大惊的说道：“死！”见此一幕，叶盛急了：“前辈，怎么样了？”古原子紧盯着他，摇了摇头，沉声说道：“你现在的确是在经历那场大劫，这场劫难，哪怕是我告诉你破局之法，你也根本渡不过。”什么？叶盛瞳孔猛地一缩，变得失态无比，失声道：“前辈，这到底是为何？你不是说这死劫之中还有一丝生机吗？”古原子摸了摸抚须，重重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在这之前的确如此。可是你那仇敌也并非是什么等闲之辈，你所怀疑的不错，他的确能够时时刻刻掌握你的位置，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所掌控。你且告诉我，这要如何破解？”在得到古原子的肯定后，叶盛顿时间就慌了，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叩首道：“前辈，求您了，帮我！若是我叶盛能够平安度过此劫，日后定以前辈您马首是瞻。”古原子看着跪在地上的叶盛，故作为难，沉默了许久，轻声道：“哎，你我相遇也是一种缘分。你贵为天命之人，身怀大气运，这一跪我可承受不起。叶盛前辈，您受得起？”古原子，我受不起。你与我非亲非故的，老夫可不想费力不讨好的被牵连其中。古原子若有所指的说道。叶盛闻言，目光闪烁，对那苏家弟子，其实他心里根本就没底，否则也不至于来寻找古原子来寻求解法了。叶盛思索再三，脑海不断挣扎着什么，最后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件只有手掌大小的赤色圆形轮环，正是他从那大地传承之中得到的杀神环。杀神环一经出现，那浓郁磅礴的煞气与杀意便弥漫周围，其中似乎能够听到那若有若无死在其下那些冤魂的嘶吼尖叫。叶盛成双手奉上，恭敬又诚恳地说道：“前辈，在下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是我偶然间得到的宝物，名为杀神环，还请前辈笑纳。”他知道，若是不付出点什么代价的话，对方与自己非亲非故，要让这位算天真人出手，实在是太为难了。当看到杀神环时，古原子瞳孔一惊，竟然是件顶尖的地兵，想不到这家伙竟然有此等宝贝。见叶盛十分上道，古原子嘴都快要笑歪了，双眸骤亮，差点一下没有把持住，露了破绽。嗨嗨2声，古原子一脸正色的拒绝道：“你当我是什么人了？不过是一件地兵而已，你且拿去。你的生死劫，老夫可受不起。”叶盛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连杀神环这般神物都无法让古原子动容，心中不禁更加确信，眼前这位算命真人一定有办法。叶盛沉声道：“前辈，您受得起？”古原子受不起。叶盛受得起。一番纠缠拉扯之后，古原子也知晓差不多是时候了，最好只好勉为其难的将那杀神环给收入囊中，强忍着不让自己放声大笑出来。古原子表面上重重的叹了口气：“唉，真是拿你没有办法。那好吧。”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苏九哥似有所感，停下了脚步。叮！天命主角叶盛失去地兵杀神环，气运值损失3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0。
苏九哥怔了怔，一旁的秋莲月轻声问道：“怎么了吗？”苏九哥沉吟了片刻，随后失笑道：“这古原子小手好像不是很干净啊。本弟子的东西也想染指，若非这最终的反派值还是归算于自己，自己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一缕清风直接将叶盛给托起。古原子悠悠道：“哎，小子，你可知道若是老夫出手干涉这场死劫，所要付出的代价吗？至少也得消耗我数千年的寿元。不过，既然你我之间也算是有着某种缘分，可能是天意吧。”见古原子收下杀神环，叶盛脸色大喜，恭敬地说道：“前辈，您的大恩，待我破劫之后，定然会想办法寻找那些长生宝药替你续命的。”古原子微微颔首，说道：“倒是有心了，小子，你可曾还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叶盛，什么？古原子，在你这成帝路上，必然会遭遇到背叛，这背叛可能是你的挚爱或者亲友。一提起这，叶盛眼神便闪过浓郁的杀意。前辈，这件事的确已经发生了，可这又与我那仇敌找到我有什么关系？古原子恨铁不成钢地说道：“那你可曾想过，这背叛可能不止一次？”什么？叶盛呼吸一滞，古原子的声音接着传来：“如果老夫猜的没错，在你身边应该有人时刻在监视着你。那人不出意外的话，便是来自你的仇家的人。我问你，最近你可有接触过什么异常之人，亦或者是常伴你身边之人？”异常？叶盛大惊失色，表情变得格外惊恐了起来。他心中翻江倒海，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楚莲儿与宁老。这段时日，他唯一所接触最多的便是这二人。古原子，小子，你给我的这件地冰应该是狂沙大帝的宝物。如果老夫没看错的话，你所修炼的应该也是狂沙大帝的地精不灭玄魔功。这地精可不是凡物，不封魔，不成活，唯有变得冰冷绝情，方才能够修炼大成。话已至此，老夫也算是泄露的天机，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古原子便化作一缕清风，消失在了原地。来无影，去无踪，所留下的只有那柄鱼竿而已。叶盛站在原地，久久不能释怀，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古原子所说的话，又转而想到了楚莲儿与宁老身上。为何自己与莲儿刚好出去贩卖之时会遇到苏家弟子？为何那苏家弟子又要给莲儿30块仙品灵石？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而且桃村不过是一片居一隅的山野之地，南宫晴可是圣阶炼丹师，他所给自己服用下的毒丹，怎么可能这妖巧合的被宁老给治疗去除？一切的一切实在是太过蹊跷。叶盛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红芒，不灭玄魔功正在影响着他的意志。不封魔，不成活，自己这一世想要成帝，唯有斩尽一切羁绊，方才能够无欲无求，正道大帝。叶盛没有去多想，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从他身上散发出浓郁至极的杀意，消失在了原地。此时桃村外，楚莲儿正兴高采烈地挽着一个小篮子，用纱布盖着，腰间还悬挂着一枚崭新的玉牌，哼着小曲，慢悠悠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楚莲儿心情极好，有些期待地喃喃道：“有钱的感觉可真好。”采摘完那些药材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石城之中，购置不少修炼和日常上所需的物品。当拿出一枚仙品灵石之后，可谓是直接惊动了那商行总管，直接给自己赠送了一块贵宾令牌，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打8折。这让一向戒惧的楚莲儿不由体验了一把当小富婆的快感。再回来时，一想到叶大哥这段时间在家里除了修炼就是那副丹药外泡药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楚莲儿就顺便花费大价钱去留仙楼买了一份烧鸡和些许美酒，那儿的酒可是响当出名的，想必叶大哥到时候一定会很开心吧，嘿嘿。而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拦住了去路。楚莲儿微微一愣，随后有些意外惊喜道：“叶大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呢？”此时的叶盛面色阴霾，表情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楚莲儿上前疑惑地说道：“怎么了吗，叶大哥？你好像脸色不太好的样子。”叶盛眼神中满是挣扎，声音沙哑地回应道：“你去哪了？”楚莲儿啊，叶盛，为何在后山之中根本就没见到你？你不是说你去采集药材了吗？这般冰冷的语气，楚莲儿不免有些奇怪，说道：“那些药材我早就已经收好了。”怎么了呀，叶大哥？叶盛没有说话，而是注意到了楚莲儿腰间的那枚玉牌，心底一震，脸色变得更为森然，说出了一件让楚莲儿摸不着头脑的话：“这玉牌应该便是你和那苏家弟子联系的方式吧？”楚莲儿，亏我还以为你们不过是一普通的村民，我问你，为何要背叛我？叶盛猛地抬起头，双目之中布满了血丝，这般摄人宛若厉鬼的模样，直接将楚莲儿给吓了一跳。他小脸满是惊慌失措，说道：“叶大哥，你在说什么啊？什么苏家弟子？我背叛了你什么？”见他这般慌张的模样，叶盛更加确信了心中所想。他盯着那竹篮，冷声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啊，这个啊！楚莲儿一边揭开那层纱布，一边缓缓说道：“当然是。”噗嗤，话还未说完，一柄气息阴森诡异的赤红色长枪便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无数血花飞溅。楚莲儿娇躯一震，美眸震惊，整个人直接僵硬地按了原地，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胸前的那柄赤红色的长枪。叶大哥，因为岁月轮，身为准帝重生后的叶盛，起初自负无比，不可一世。他知道重生前所发生的种种，那些数不尽的无上的机缘，这一世自己必将能够改变所有遗憾的一切，最终圆满的正道成帝。可叶盛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甚至还错得离谱。在遇到那苏家弟子后，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一切都朝着不可掌控的地方而去。想他叶盛贵为准帝，更是重生的天命之人，却在苏九哥面前不断的碰壁，先是舒儿之死，然后又一直爱的背叛，到最后甚至连岁月轮都被对方给夺取，
失去了一切。若是寻常人，只怕早就忍受不了这般痛苦，自尽而亡。可叶盛没有，但这打击，哪怕是对他来说，也是巨大的。就在叶盛心灰意冷之时，遇到了一个少女，少女名叫楚莲儿。叶盛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救自己，可在他那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下，自己那被无尽杀意所充斥的冰冷内心，似乎也如遇暖阳，融化了一些。这1个多月的时间，叶盛第一次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感受。莲儿不在乎自己身份来历，也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修为背景，她是那么的天真烂漫，会为了自己根本就看不上的那几枚下品灵石而一筹莫展，斤斤计较。可叶盛却清楚的知道，楚莲儿平日所计较下来的那几块下品灵石，都是为了给自购买更多的疗伤药材。对于自己，能醒则醒；而对于他人，楚莲儿却热衷心肠，毫不在乎的付出。在经历了挚爱南宫晴的背叛过后，叶盛有些也会忍不住的感慨，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单纯善良的女子吗？慢慢的，在不知不觉间，自己似乎有些喜欢上她了。这个时不时唤自己叶大哥的少女，在有楚莲儿陪伴的日子，叶盛心中的杀意被渐渐的淡化，有时甚至会想，就这么在这桃村与楚莲儿生活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他是准帝，前世凌驾于诸天万界之上，亿万生灵膜拜的准帝，意识逐渐被拉回，叶盛浑身颤抖的看着眼前的少女，到死，对方还在呼喊着自己的名字，眼眸中一道红色的光芒闪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狂杀大地的不灭玄魔功会将人的仇恨无限的放大，潜移默化之间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当初狂杀大地便是丧失了理智，众叛亲离，这才引得无数仇家追杀，才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叶盛的心神很快又被心中的杀意给淹没，心中那最后一丝内疚与后悔也不复存在，干脆利落抽出了银血地枪。叶盛头也不回的转过身，准备离去，目光冰冷如渊，喃喃道：莲儿，你不应该背叛我的，我本以为你是不一样的。他的修为在此刻竟然突破了一层，斩元镜5重，想不到竟然真的如算天真人所说，在杀了莲儿之后，自己的不灭玄魔功更进了一步。叶盛的内心变得更为的冰冷与坚定。突然，砰，什么东西摔落在地的声音响起，叶盛微微一顿，心中还是有些好奇的回过头去。当看到摔碎一地的美酒与那色泽诱人的烧鸡时，叶盛浑身猛地一震，瞳孔渐渐放大，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是……脑海中忽然响起莲儿的声音：叶大哥，等你身体恢复了，到时候我带你去流仙楼，请你尝尝那的美酒与烧鸡。每次经过那儿，老远都能够闻到酒香味呢。那时候自己还沈笑道：莲儿，那估计可不便宜呢。楚莲儿，嘿嘿，其实嘛，我自己也想吃了。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去过那里呢。他一直都舍不得去那种消费高昂的地方，却为自己花费了大半的积蓄。胸口顿时传来一阵窒息感，叶盛呼吸一滞，一种难以言喻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感袭来。啊！叶盛双膝一跪，浑身止不住的剧烈颤抖。他来到楚莲儿身边，双目流出了2行血泪。莲儿，莲儿！叶盛状若疯魔，在这一刻，他终于正视了自己内心。不！叶盛抱着楚莲儿那渐渐冰冷的毫无生机的身体，仰天长啸。这痛彻心扉、钻心的疼痛，比之前被南宫晴背叛还强烈了10000倍。此时桃村一草房之中，正在研磨着药材的宁老敲下一次，咔！那装满粉末的石罐突然碎裂成2半。宁老瞳孔一缩，心中突然涌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莲儿，莲儿，莲儿！叶盛抱着楚莲儿，双目泣血，胸腔都被悲痛所填满。为什么？为什么？我都做了什么？我最爱之人竟然被我自己给亲手给击杀了！叶盛疯狂无比的咆哮。为什么？轰！从他的身上突然倾泻出恐怖无比的气流，周围狂风大作，滔天的血色杀意犹如化作了厉鬼一般凝聚。叶盛那满头黑发竟然在一瞬间变白。一道声音回荡于脑海之中：你已经什么都失去了，都是因为他，那苏家弟子杀了他，杀他了。那道声音邪恶无比，蛊惑人心，竟然逐渐平抚了叶盛悲痛无比的内心。这句话似乎给了他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叶盛冷静了下来，双目布满血丝。对，都是因为那苏家弟子，我才会落到如此地步。都是你！叶盛嘴角一血，如同厉鬼一般咬牙切齿地说道。将楚莲儿给轻轻放下，叶盛目光眷恋，抚摸着楚莲儿冰冷的脸颊，柔声说道：莲儿，等我，我会为你报仇的。这般模样，似乎刚刚出手之人根本就不是自己，而是苏九哥。念及此处，叶盛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的恐怖。不灭玄魔功飞速的运转，他的修为竟然又生生的突破了一层。没有了羁绊牵挂，此刻的叶盛舍弃了一切，天地灵气在不灭玄魔功转化之下，化作漆黑无比的魔气。入魔！叶盛大手一抓，将银血地枪握于手中，散发着诡异的血红光芒，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在他走后不久，苏九哥与秋莲月不知何时出现。叮！天命主角叶盛亲手击杀天命女主楚莲儿，气运值损失4000。叮！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4000。看着地上楚莲儿的尸体，苏九哥不免有些唏嘘的说道：是个好姑娘，只可惜错付了人。饶是他也没有想到，古元怎能够忽悠到这种地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周围的温度忽然间冰冷了不少，苏九哥微微一怔，看了过去。莲月，怎么了吗？从秋莲月身上散发出一股恐怖的寒意，那在面纱之下绝美的容颜冰冷无比，美眸更是充满着杀意。刚刚的那一幕，两人都亲眼所见，自己并非什么心慈手软之人，可同为女子，在见到叶盛亲手击杀一个对她如此付出之人时，秋莲月还是心底泛起了一丝波动。小寒娇一察觉到了主人的异样，不断发出嗷嗷声蹭着她。楚莲的尸体忽然结起了寒冰，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便变化成了一座冰雕。
在那寒冰之中，血液凝固，楚莲儿仿佛没有死去，而是静静地沉睡了起来。见此一幕，苏九哥有些意外，看了他一眼，想不到连月竟然还是一个感性之人。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怎么，连月，你难道是想救他吗？”邱连月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没有，只是那声音显得格外的冰冷。”苏九哥如何不知道他的想法，地眸微眯，紧盯着楚莲的那具尸体，但笑着说道：“你若是想救，那就救吧，没关系的。”邱连月看向他，那眼神仿佛在问：“真的可以吗？”苏九哥有些无奈的上前，揉了揉他的头，说道：“不用问我啦，你自己做决断就好了。我们修炼讲究的便是一个念头通达，如果换作是自己，是肯定不会去救一个毫无作用的陌生女子的。但苏九哥不会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强行改变他的意志。连月作为长青大帝之女，那些近乎起死回生的丹药数不胜数，这姑娘不过是万法境而已，简直弱小的可怜。对于连月来说，无非就是她想与不想的差别。在得到了苏九哥的同意过后，邱连月沉默一会，玉手中出现了一枚翠绿色的丹药，这枚丹药充斥着无尽的生机，青帝丹，而且其蕴藏的生机竟然比苏九哥手中的那几枚还要更为强大。邱连月轻轻抬手，那枚青帝丹被真气给包裹，透过了那层结冰，缓缓送入了楚莲的口中。从楚莲身上顿时间迸发出磅礴浓郁的生机之力，青帝丹正在不断的修复着楚莲的五脏六腑，楚莲那毫无生机的躯体竟然恢复了一丝温热，脸色也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这般神力，若是有人在此，定然会叹为观止。那些冰块正在融化，邱连月运转力量将周围的空间给撕裂，楚莲被卷入其中，不知去向。苏九哥见状摇头失笑，好在他还算幸运，刚陨落不久，神魂还未消散，否则就算是大帝来了也没用。说到这，苏九哥有些好奇地问道：“你将他送到哪去了？”邱连月微微颔首，轻声说道：“一处很远很远的道域，那儿都是一些凡人，他的修为与记忆都被我所封印了。”苏九哥有些宠溺地看了看他：“你呀，这天底下苦命人如此多，你一个个救得过来吗？”邱连月说了一句让苏九哥摸不着头脑的话：“负心汉，都该死。”苏九哥一愣，随后茫然地点点头：“是这个道理。”这夜盛也差不多到收尾的时刻了。邱连月来到苏九哥的身前，就这么直直地看着他：“苏九哥，做什么？”邱连月那绝美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绯红，心里犹豫不已，踌躇不前。忽然间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女孩子就要主动一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邱连月轻轻上前，隔着一层面纱亲吻了苏九哥的脸颊一口：“谢谢。”随后一缕清香传来，十分迅速的抽身闪到一旁。轰！苏九哥一瞬间感觉如雷贯顶，脑瓜子嗡嗡的，表情更是惊讶的跟见了鬼一般。连月，你刚刚……邱连月，没什么，我们走吧。你不是还要去找那叶盛吗？说完也不给苏九哥任何反应的机会，直接朝着前方走去。这下轮到苏九哥不会了，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清冷的邱连月竟然会主动的亲吻自己。苏九哥有些意犹未尽的抹了抹脸颊，舔了舔嘴，喃喃道：“好像还不错。”此刻桃村曾经一片祥和安宁之地，变成了一片惨烈的废墟。宁老状若疯狂，满头白发迎空飞扬，犹如魔神，双眸充满着滔天的愤怒，满是杀意的盯着对面的叶盛暴喝道：“叶盛，莲儿待你不薄，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身为神王境的存在，曾经更是一位圣人，在他这里自然是留存着楚莲儿的魂牌。可就在刚刚，莲儿的魂牌竟然破碎了，这说明了什么？莲儿死了，心底最后的牵挂都失去。宁老懊悔痛恨，悲痛欲绝地望着叶盛，那般模样，恨不得将其给生吞活剥。这10生之中，还有什么能够威胁到莲儿生命安全的？除了叶盛与他身后的仇家，宁老实在是想不出还会有何人。老夫恨啊！我早就告诉莲儿那丫头，你不是什么普通人，却万万没有想到，莲儿竟然会受到你的牵连。叶盛，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保护好莲儿的吗？我问你，莲儿到底怎么了？宁老老目垂泪，一瞬间好似苍老了数十岁一般，浑身弥漫着浓郁的死意。叶盛手持着银血地枪，面对宁老的质问，当听到莲儿这2个字，像是被触动到了什么，又哭又笑了起来。莲儿，对，莲儿呢？莲儿被我杀了。宁老目眦欲裂，如同一尊发怒了的苍老雄狮，咆哮道：“你说什么？”神王境那磅礴摄人的威压朝着叶盛的方向呼啸席卷，叶盛如遭重击，浑身一震，脚下的大地塌陷，被崩裂成无数块。在宁老的气息笼罩之下，天空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灰色，像是要坍塌了一般，周遭风卷云涌，似乎预示着一场惨烈的暴风雨将至。叶盛，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宁老状若疯魔，满头的白发披肩发扬，气血翻涌，他那猛烈跳动的心脏，哪怕是相隔老远都能够听见。曾经的圣境，哪怕是境界有所跌落，也绝非是寻常人都能够承受得了的。叶盛脸色微变，感受到这骇人窒息的气息后，双目清醒了一些。宁老的身影在他眼中变得重重叠叠，逐渐虚幻了起来，到最后竟然变成了苏九哥的样子，正在一脸嘲弄地看着自己。不，苏九哥！叶盛瞪大着眼睛，震撼万分地看着眼前人，在不灭玄魔功的影响之下，他的神智沾染上了魔气。嗡！银血地枪在手中散发着诡异的光芒，从叶盛身躯之上蓦然迸发出了惊人的魔意。地兵！宁老瞳孔一震，似乎没有想到叶盛竟然还会有地兵这般至宝，心中更恨了。好啊，好啊！想不到你叶盛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就连老夫也都看走眼了。莲儿不幸竟然会喜欢上你这种魔头！哈哈哈！宁老满头白发飞舞，
这一笑充满着凄凉与悲痛。我只恨当初没有杀了你这个畜生，给我死！宁老大吼一声，如今的他已达暮年，也进入了天人五衰的地步，否则境界也不至于跌落至此。他本想在此地陪伴着莲儿安享度过晚年，却不料白发人送黑发人。宁老身上散发出浓郁的死意，贸然动用力量只会加速死亡，可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的意思。神王境的力量夹杂着一丝无上的胜利，宁老双目如炬，苍老的躯体挥出一道璀璨强大的神通之术。五岳印，隆隆，磅礴厚重的大印朝着叶盛轰去，这一击中包含着磐石大道，重达千钧。磐石大道威能无穷，坚不可摧，其大道之力犹如一座巍峨的泰山，朝着叶盛压下。叶盛双目猩红，杀意滔天，虽无大道之力可以使用，但手中的银血地枪却极大程度上弥补了两人的差距。朝天一刺，两股庞大的力量卷动起周围无数的灵气，从中爆发出恐怖至极的威能。从中所泄露出的锋利灵气，直接将叶盛的四肢胸膛所划破。五岳印传来的震动，透过银血地枪，让叶盛右手发麻，手中的银血地枪差点脱离，但凭借着地兵的神威，仍然将这一击给击溃。轰隆隆，不灭玄魔功！叶盛朝后暴退数百步，堪堪站稳身姿，通体弥漫起了摄人诡异的魔纹。魔功！宁老见状，眼中杀意变得更为浓烈，直接化作一道流光闪身，至了叶盛身前，拍出一掌。这一掌瞬间震碎了叶盛的五脏六腑。砰！噗！银血地枪飞起，叶盛整个人重重地撞击于地面，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他大口吐出一口精血，夹杂着不少碎肉，神色萎靡，满是不甘的沙哑低吼：“呵呵，他现在的样子简直像极了一个疯子。”苏九哥，你还真是强大！叶盛浑身颤抖，森然地说道：“不过你今天必须给我死啊！”他燃烧起浑身精血，瞳孔中的魔意更为庞大。不灭玄魔功，焚天化元！啊！叶盛仰天怒吼，滔天的魔气冲天起，此刻的境界竟然一跃来到了斩元境九重，明明比自己低了2个大境，可现在从叶盛身上传来的气息，连宁老都无法忽视，令人恐惧的魔念。今日不杀你，我宁愿永世不得超生！宁老眸光大战，从中迸发出神芒。他那苍老垂暮的肉身，一瞬间好似化作了一尊巨人，双手抱拳，以手肘朝着叶盛天灵盖就是重重一砸。宁老暴喝：“磐石大道！”嗡！土黄色的大道将他的双手实质化，磅礴厚重。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一个快要将死的老者，曾经是一位令无数人惧怕神武的圣人。这一击神威犹存，如日中天，若是砸下，必然是脑浆横飞爆体而亡的下场。叶盛眼神疯狂，不甘示弱的怒喝道：“苏九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被魔念给冲昏头脑的他，已经完全将宁老给当成苏九哥来对抗。银血地枪，插于地面的银血地枪感受到了主人的召唤，不断的颤鸣，嗤的一声从地上被抽出，化作一道贯穿星河的赤色光芒，朝着宁老背后而来。宁老有所察觉，可是根本没有转过身阻挡，哪怕是死，他今日也非得杀了这个畜生不可。叶盛也丝毫不做防御，而是一拳朝着宁老腹部轰去。哼！长啸声响起，拳拳到肉，双肘落下的瞬间，直接砸在叶盛的脖颈。轰！鱼白色的光芒爆起，整个桃村都被淹没在其中。叶盛眼珠子似乎都要瞪爆，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失去了重心，朝着地面砸去，浑身的骨头寸断，没有一处完好之地。宁老寿元将尽，空有一副神王境的表面修为，却只不过是外强中干，根本就坚持不了许久。为了拼死叶盛，甚至不惜以命换命相搏，两人这不要命打法，自然是不好受。恐怖的力量将方圆数十里都给覆灭成灰烬，满面疮痍，一片废墟。叶盛奄奄一息，如同一滩烂泥一般趴在地面，只有着微弱的呼吸，看上去命不久矣，生死不知。而宁老的身躯之上，更是被一柄血色的长枪给穿透，于半空中突然坠落。两人的境遇格外的相似，一代圣人境强者，因为暮年而来到桃村，准备孤独的死去。没有人在乎他的过去，却不想遇到了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被他所打动，从此相依为命。宁渊双目逐渐晦暗，口鼻皆是流淌出鲜血。不仅仅是银血地枪那狂暴诡异的力量在身体中摧残，天人五衰也同一时间爆发。他已经十死无生了，哪怕是长青大帝在世，也无力回天。望着空荡荡的一片废墟，宁渊似乎从中又看见了昔日安稳宁静的桃村，看见了那个在阳光下奔跑的少女。他伸出手想要去触摸，可无奈重重垂下。莲儿，不知过了多久，周围突然响起了吱嘎吱嘎的声音。叶盛双手撑着地面，强撑着让自己起来，口中不断喷出鲜血，储物戒都被打碎了大半，其中的不少疗伤圣丹都尽数粉碎。叶盛将最后的丹药给拿出，看着手中灰色无光的丹药，可笑的是，这竟然还是宁老先前所交给自己的。他也不管这些丹药有没有作用，一股脑的大口吞服而下，却依旧无法止住自己破损的肉身。不过叶盛根本不在意，而是坐在地上，抬起头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这一笑，心中所有的积怨都已散去，心念前所未有的畅快与通达。苏家弟子，我终于……叶盛表情一会哭一会笑，他痛快不已的大吼大叫道。而就在他最为激动之时，一道戏谑的声音忽然响起。哦，终于什么？夕阳下，苏九哥与秋莲月乘坐着至尊神吼而来，那金色庞大的兽躯与其背上气质超凡脱俗的男女。苏九哥眼眸含笑，金色光泽的黄金长发在红色的霞光之下，犹如披上了一层仙霞，俊美如玉的脸庞更显妖冶，身姿高大神武，仿佛天生来便是天地的主角。而一旁的秋莲月也不知何时摘下了面纱，绝美的容颜宛若天人，
面色平静，那一对如同宝石般的明亮双瞳宁静无比，身姿完美曼妙，一袭白裙更加衬托出其出尘飘渺的气质。苏九哥看了看狼藉的四周，轻抚着手赞叹道：“以斩元境的修为拼死了一尊神王，虽然是气血衰败名不副实，但不得不说，叶盛，你还是很不错的。”当听到这个熟悉如同梦魇一般的声音，叶盛瞳孔一缩，有些僵硬地朝着那处方向看去。九哥，苏九哥淡笑一声，又说出了那句初见时的话：“怎么，见到本弟子，你很意外吗？”苏九哥眼眸嘲弄，踏立于天地神兽至尊神吼之上，高高在上的俯瞰着他。不可能！叶盛突然大吼，他双手抱着头，不断地拉扯着自己头发，模样狰狞恐怖，惊恐至极的嘶吼道：“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都已经死了吗？为什么还会活着？”苏九哥愣了愣，皱了皱眉头，这家伙究竟在说什么？本弟子死了？他并不知道叶盛所面对的幻觉，误将宁老给看成了自己。像是突然想起了些什么，叶盛猛地朝着那已经陨落的苏九哥看去，银血地枪贯穿于尸体之上，那具尸体忽然变得模糊了起来，渐渐的变成了那位叶盛尊敬无比的前辈宁老。嗡！叶盛脑袋顿时间一片空白，浑身发寒，如坠冰窖。苏九哥也随着他的目光看去，当看到宁老的尸体后，有些玩味的说道：“我说叶盛，你不会是将那个当成本弟子了吧？”说到这，苏九哥摇了摇头，十分替他可惜的说道：“哎，这怎么会看出呢？本弟子就在这里，你不是要杀我吗？来！”苏九哥摊开了手，就这么任人宰割的模样。啊！痛苦至极，凄惨的厉吼声响起，叶盛跟发了疯一样，不断以头撞击地面。砰！砰！砰！他额头满是鲜血，垂落到了双目之中，这巨大的疼痛让他短暂的清醒。之前所杀楚莲儿与宁老的一幕，不断回忆在脑海之中。宁老，莲儿，我叶盛愧对于你们啊！叶盛撕扯着头发，大声哀嚎道。苏九哥见状，淡笑着道：“真是可笑，难道不是你自己亲手杀了他们吗？现在怎么后悔了？”秋莲月也美眸冰冷地看着下方不断忏悔的叶盛，若非这是他要亲手处理的人，自己恐怕早就将此人给杀了。在叶盛身上，他算是见识到了人性全盘的丑恶。苏九哥真是可怜啊！当听到此言，叶盛目眦欲裂地朝着苏九哥怒吼道：“滚！我不需要你来同情我，若不是你，我叶盛堂堂准地重生，怎么会落得一个如此下场？苏九哥，我问你，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做的？”苏九哥闻言没有说话，而是笑了笑。叶盛，回答我。苏九哥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透露着怜悯，摇头叹了口气道：“哎，真是拿你没办法。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满足你好了。反正你的利用价值也已经用完了，我只不过是稍微的推波助澜了一些。叶盛，要知道，真正动手的那可是你自己啊。”苏九哥目光悠悠，微眯着眼说道。见对方承认，叶盛呼吸一滞，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你是说？苏九哥斜睨了一处空当无人的方位，淡淡的说道：“古元子，本弟子知道你在这，滚出来！”话音刚落，那处空当无人的空间开始发生了波动。古元子挠着头，一脸讪讪的从中出来。嘿嘿嘿，弟子大人，老夫这不就来了吗？您看，您交给我办的事，老夫可是不负弟子大人您所托，圆满给完成了。苏九哥眉头一挑，笑盈盈的看着他，开口道：“是吗？”古元子心中咯噔一声，脊背发凉，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坏了，这位弟子大人不会是想要杀人灭口吧？他心瞬间凉了一大截。是你？下方突然响起叶盛惊恐难以置信的尖叫声。算天真人！叶盛心肺停止，眼睛瞪得浑圆。当看到算天真人在苏家弟子面前卑微至极的一幕时，顿时间明白了一切。算天真人是苏家弟子的人。古元子向下方望了过去，嘿嘿一笑，说道：“嘿嘿嘿，叶盛小友，好久不见啊！您看老夫说什么来着？你命中注定还会遭到一次身边之人背叛，怎么样？老夫算的还算准确吧？”叶盛一脸难以置信，闻言后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他不敢相信自己最为信任的算天真人竟然会是苏家弟子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古元子耸耸肩，随后一脸无奈的说道：“哎，叶盛，这怎么能说是骗呢？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至于信不信，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像是想到了什么，古元子看了眼远处宁渊的尸体，有些惊恐的开口道：“你这家伙，不会是真把他们给杀了吧？”噗！叶盛心声皆震，如遭雷击，浑身气血逆流翻涌，口中直接喷涌出一股精血，气息萎靡，看上去就跟快死了人一样，没什么区别。苏九哥有些诧异的看了一旁的古元子一眼，没有想到这个家伙仅仅只是三言两语便杀伤力这么强大，不愧是主角杀手啊！见古元子那一脸贱兮兮的表情，苏九哥都有些忍不住上去给他老脸一脚。啊！下方的叶盛再也忍受不了这般的屈辱，直接仰天咆哮一声。他双目瞪大浑圆，其中布满血丝，模样如同厉鬼。他败了，在苏九哥这里是败得如此彻底，从未有人能够将他逼至如此绝境。心中涌起浓烈的死意，叶盛再也无法忍受这般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屈辱。紧盯着上空的苏九哥，那目光恨不得将他的血肉给一口口咬碎，声音沙哑的低吼道：“苏家弟子，想不到你竟然将我逼到如此的地步，总有一天你的下场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他的手段都已经消耗殆尽，如今的他是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杀了苏九哥。苏九哥戏谑的笑道：“你们天命主角都喜欢在临死前放下狠话吗？说完了吗？说完了，也该上路了。”
叶盛不屑至极的放声大笑道：“哈哈，无非就是一死而已。苏九哥，你莫非真的以为我会怕你吗？你这个卑鄙无耻下作的家伙，枉为大帝之子！”或许是知晓今日无法逃脱，叶盛再也没有顾虑的出言嘲讽道。苏九哥地眸微眯，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如果以为这些话能够伤害到本弟子，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本想给你一个痛快，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少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东西吗？苏九哥向前迈进一步，身形闪烁，刹那间出现在了叶盛身前。叶盛瞳孔猛地一缩，不可置信的惊恐道：“你要做什么？”苏九哥咧嘴一笑，直接张开手放于叶盛的脑门之上。不灭神魔体释放出一缕神魔之气，这神魔之气崩断了叶盛最后清醒着的一根弦。此刻叶盛体内的真气一瞬间变得絮乱，不断侵蚀着他最后的神智。神魔之气，那可是比魔气还更为可怕的力量。不灭神魔体本就极容易让人丧失理智，若非如此，这般毫无弊端的体质，恐怕能够排进诸天神体当中的前10。叶盛瞳孔瞪大，在他的视野中，苏九哥的身影逐渐变得诡异扭曲。到最后，苏九哥、秋莲月、古元子三人竟然大变了一个模样。楚莲儿那如同厉鬼般的面容狰狞地怒视着自己。叶大哥，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何要杀我？宁老，叶盛，还莲儿的命来！叶盛心中骇然，他双手抱头，匍匐于地上，不断叩首解释：“不是我，莲儿，宁老，不是我呀！”咔，内心最为深处的信念崩塌。他那两世为人坚不可摧的准地级道心，哪怕是面对苏九哥仍然未曾动摇的道心，终于在此刻粉碎得一干二净。叮！天命主角叶盛道心破碎，气运值损失2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0。苏九哥笑了，看着眼前境界不断跌落，像是疯子的叶盛，知晓已经到了收割的地步。古元子毛骨悚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苏家弟子也太狠了些吧，到死都还要让人家经历这场痛苦。古元子闭上了双眼，默默为叶盛诵经超度，以此来抚慰自己那受到创伤的内心。叶盛道友，阿弥陀佛，你就走好吧。虽然这件事极大程度上经过了自己之手，与自己脱不了关系，但古元子还是没有丝毫的懊悔之意。毕竟那苏家弟子可是亲口说了，不是他死，就是自己外家别后，整个星落神宗凉凉。古元子强行挤出了一滴眼泪：“叶盛，你功德无量，如来佛祖保佑，来生投胎到个好人家。”下方，叶盛目光满是痛苦与懊悔，终于忍受不了那些质问，大吼一声，那银血地枪直接化作一道流光飞跃而来，噗嗤，一身穿透他的血肉，体内的精血一瞬间尽数被散发着悠悠光芒的银血地枪给吸干。叶盛双眼逐渐失去焦点与明亮，最后夹带着的像是解脱一般的释然。砰！他身躯重重地朝着地上倒去。天命主角准地重生叶盛，在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之后，最终选择自裁于此。身为天命主角，性格坚韧不拔，哪怕是真的遇到了必死无疑的绝境，也绝对会奋起反抗，寻找那仅存一丝的生机。而叶盛更是准地重生，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未曾做完，在神魔之气、魔功的影响之下，竟然还是选择了自裁，可想而知他是有多么的绝望。叮！天命主角叶盛死亡，恭喜宿主获得地品红色宝箱星号1。恭喜宿主获得地品红色宝箱星号1。苏九哥眸光悠悠，面色平静。叶盛的死并不能够给他带来丝毫的波动。苏九哥大手一抓，直接将那柄银血地枪给收入囊中，随后转过身淡笑道：“那么现在也是时候算一算账了。”古元子，苏九哥踏空而起，脚下泛起层层的符文涟漪，重新成于至尊神吼之上。本来还在感慨叶盛陨落的古元子，突然被苏九哥这么 Q 一下，直接被吓了一跳。啊！古元子满脸错的讪讪道：“那个弟子大人，人既然也已经了解了，那老夫是否也可以走了？”说完便转过身，当看到背后不知何时出现的尹老之时，差点魂飞魄散，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尖叫一声：“啊！”苏九哥眉头一挑，淡淡的说道：“本弟子何时说过你可以走了？”古元子卑微不已的说道：“弟子大人还有什么吩咐？”苏九哥上下打量着古元子，笑盈盈的接着道：“古元子看上去老老实实仙风道骨的，心里却是一肚子的坏水啊。”古元子嘿嘿一笑：“弟子大人过奖了。”苏九哥一怔，一旁的秋莲月忍不住轻笑一声：“噗！”苏九哥满脸黑线的看着这个老滑头，不怒自威：“本弟子没有在夸你，我问你，在这叶盛身上可是少了什么东西？”古元子闻言瞳孔大惊，表情跟见了鬼一样：“这怎么可能？莫非是之前自己偷偷收下的地兵被弟子大人给知道了？”古元子浑身发抖，立马将那件杀神环给拿了出来，大惊失色道：“弟子，您是说这个？这宝贝的确是那家伙给我的，您瞧我这记性，这不是一时间给忘了吗？”古元子一拍脑袋，直接将杀神环给成双手攻上。苏九哥看着那赤红色的圆环，一缕真气将那杀神环静静的托浮起，这杀神环之中充满着杀意与冤魂的气息。苏九哥将其给抓起，不由暗暗赞叹道：“啧，倒也是个不错的东西。”雨落，一道赤色的尖锐圆环化作一道赤红色的光芒，朝着古元子而去，撕裂空间，卷动着破空之声，能够切割世间万物，锋利至极。古元子瞪大了双目，浑身发凉，哪怕他是圣人境的修为，在苏九哥面前也根本不敢动弹分毫。无论是其那恐怖至极的身份，还是一旁虎视眈眈的尹老，古元子有感自己若是稍有反抗，便会直接被对方给瞬间击杀，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他的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嗖！
那杀神环从他脸颊划过，银色的发丝飞扬，拉起一道长长的半月弧线，重新回到了苏九哥手中。苏九哥把玩着手中的轮环，笑盈盈地看着他，还算你识相，滚吧。古元子闻言如蒙大赦，长舒了口气。他这一把老骨头，若是再被这么多下几次，恐怕得要早早归西了。古元子一脸后怕，有些试探地拱手说道：“弟子大人，那我走了。”苏九哥，怎么？留下也不是不行。古元子，我走，我走。忽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古元子止住了脚步，一脸为难地缓缓转过身，开口道：“那个，弟子大人。”苏九哥转动着手中的杀神环，颇感有趣，淡淡道：“做什么？”古元子，弟子大人，您看，您在我身上所留下的那道神念，是否可以？不可以。还莫等古元子说完，苏九哥便果决笑道。古元子呼吸一滞，这是为何啊？苏九哥有些不耐烦的道：“本弟子有些累了，再不走就不用走了。”果然，此言一出，古元子顿时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了原地。这老东西跑得比兔子还快。苏九哥嘴角扬起，作为主角杀手，自己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不得不说，古元子这坑蒙拐骗的水平还是极高的，连天命主角都被忽悠瘸了，日后还派得上大用场。苏九哥看向一旁的秋莲月，秋莲月解决了。苏九哥淡笑道：“莲月，我们走吧。”秋莲月微微颔首，两人乘坐着至尊神吼离开了此地。在路上，苏九哥有些期待地打开了那2件红色品质宝箱。丁，正在开启地品红色宝箱中，恭喜宿主得到选择权星号1，恭喜宿主得到地气防具雨林仙群。苏九哥愣了愣，地兵他不感到稀奇，但这选择权是个什么玩意？苏九哥忍不住询问道：“系统，这选择权是什么东西？”回宿主，选择权能够根据宿主的选择，所寻找最为符合的天命主角呢。选择权所筛选的天命主角对宿主目前威胁较强，建议宿主谨慎使用。哦，苏九哥闻言，地眸微眯，不禁来了极大的兴趣。以自己现在的修为，哪怕是在地落时代，面对一些年长自己千百岁左右的天骄，都冠绝无双。他实在是想不到，这天底下还能够有什么天命主角能够威胁到自己。有点意思，苏九哥嘴角扬起，暗暗期待了起来。破风这么久，也遇到了不少天命主角，大多都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算不得对手，也没什么太大的惊喜给自己。而这选择权的出现，倒是让苏九哥倍感有趣。一旁的秋莲月见苏九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有些奇怪。怎么了？苏九哥眸光闪烁，淡笑道：“没事。对了，莲月，你我认识多久了？”秋莲月想了想，随后说道：“差不多也有12万年了。”苏九哥一怔，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神渊之内的时间，你也给算进去了？”秋莲月歪了歪脑袋，那表情仿佛在说：“这难道不对吗？”秋莲月，不算神渊之内时间的话，差不多17年。苏九哥前段时日才刚刚进行了籍贯礼，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也差不了多少。毕竟他们两家可是从很早之前便认识了。苏九哥，莲月，回去之后我带你去见见父亲吧。他突然说道。秋莲月一听，沉默了好一会，说道：“会不会打扰到苏伯伯？”苏九哥摆手轻笑：“怎么会？他老人家可是巴不得想见你呢。”苏九哥都已经可以想象到老爹在见到秋莲月时那大喜的表情。莲月，这个东西你拿着。苏九哥将从那地品宝箱之中所开出的防具地气与灵仙群拿了出来，语气有些期待地说道。苏九哥发誓，自己绝对只是单纯的想要赠予，绝对不是因为想用因果神谋重建当初南宫情那一幕。秋莲月愣了愣，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散发着流光、飘渺出尘的白衣仙群。这件仙群看上去绝美无比，丝质柔和顺滑，一缕缕氤氲的仙雾环绕飘渺。可以说，只要是一位女子，就没有能够拒绝这件雨林仙群的，哪怕是秋莲月也不例外。秋莲月很是意外，轻声说道：“这是给我的。”苏九哥笑着点了点头，他看着手中这件仙群，开口说道：“认识了那么久，想了想，还是这些东西比较适合你。这也是我偶然发现的，你试试看。”苏九哥有些期待地说道。秋莲月那宁静如水美眸变得神采奕奕，他伸出玉手，当修长的手指指尖触碰到那件雨林仙群时，不自觉地轻轻一颤。快试试看。苏九哥在旁淡笑道：“你放心，有我在这里给你把风，绝对没有人能够偷看。”秋莲月闻言瞥了这个脸皮十分厚的家伙一眼，轻声说道：“谢谢。”随后他接过那件雨林仙群，美眸闪烁，静静地看了好一会，那般模样显然是十分的喜欢。他看向一旁一脸期待的苏九哥，素手一挥，一道厚厚的冰墙隔绝于两人之间，弥漫着寒冷的气息。下方的至尊神吼浑身猛地一个机灵，有些不满地发出低吼。苏九哥见此一幕，微微一愣，随后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满地说道：“怎么对自己人也这么提防的？”不过他还是嘿嘿一笑，莲月虽然有所防备，但自己的因果神谋那可是起源级神物，就这一点，小小冰墙在苏九哥面前跟摆设没什么区别。一抹白光闪烁，苏九哥紧盯着眼前一幕，瞳孔微微放大，看了好一会儿，眼睛都有些酸涩，心中默默念叨着：“就一眼，我就看一眼，真的，然后当看清楚那皎洁如玉、光滑无比曼妙的曲线后，苏九哥整个人都镇住了，视线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凹凸有致，饱满圆润，玲珑曲线，宛若老天最为完美的杰作一般，再配合上其那清冷宁静的绝美面容，这般摄人心魄、完美无比的画面，苏九哥发誓，这绝对是他这辈子所见过最为动人的绝世女子。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一般，苏九哥猛地瞳孔一缩，瞪大着眼睛，心潮火热澎湃，浑身气血翻涌。莲月竟然是白！砰！话还没有说完，
一道晶莹刺骨的璀璨冰莲刹那间猛地爆起，气息恐怖，携带着磅礴无上的威能，像苏九阁堂堂苏家弟子，在这诸天之中地位最为尊贵至高无上的存在，竟然就这么飞了出去。事后，苏九阁一脸歉意地解释道：“秋莲月，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我发誓，这一切都是误会。”秋莲月面如寒霜，拒人于千里之外。在穿上那件雨林仙裙之后，一袭白衣胜雪，不染尘埃，周围道韵环绕，犹如一落凡尘的明珠。而更为惊人的是，她的气质变得更为的飘渺若仙，雨林仙裙更加完美地显露出了她那曼妙傲人的曲线。哪怕是苏九哥在看了几分之后，也不由得微微失神。秋莲月一脸不信，真的没看到。苏九哥立刻说道：“秋莲月，你看我现在不过只是神王境的修为，我若是真的想偷看，又怎么可能不被你发现呢？”秋莲月，你已经被我发现了。苏九哥顿时语塞，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反正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都是自己人，大不了以后自己给他看看嘛，也没有谁吃亏不是。苏九哥是这么想的。一路上，两人又重新的回到了那望天城之中。苏九哥安慰了许久，秋莲月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苏九哥看了看四周，轻笑着说道：“我们离开也有好几日了，想来楚兄弟应该十分想念吧？赶紧将楚天解决了，自己也好使用那选择权。他倒是想看看系统究竟会给自己找到什么样的天命之人。”赶路间，脑海中不时又回忆起那完美的倩影。此时，楚家内，我不是在自己的房间吗？这里是藏经阁。楚天看着周围的一切，紧皱着眉头。又一次是这样。自从那日苏九哥给他治疗过后，自己便总是心神不宁，有时候甚至会莫名的失去意识。当回过头来时，便发现自己在另一处地方，而且最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连柔儿和身边的桌辫都察觉到了自己的异常。楚天脸色难看，心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那双魂共体，脑海之中所隐藏的那道神魂。可是那不是都已经被苏兄给去除了吗？而且在服用了那养魂元丹过后，自己的神识的确是变得强大了不少，甚至连往日那晦涩难懂的功法神通都变得十分的容易领悟。苏兄应该是不可能骗我的吧？楚天心中暗暗的自我安慰道。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派人寻找苏九哥的下落，却根本了无音讯。或许苏兄已经离开了此界也说不定，毕竟这种身份神秘背景不凡的大宗弟子来到这里，也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历练一番而已。楚天是这么想的。而就在这时，耳旁突然响起一道动人悠远的琴音，那琴音轻快舒缓，令楚天原本躁动烦闷的内心变得逐渐的安宁了下来。这声音是柔儿。楚天离开了藏经阁之中，随着那琴音的方向，来到了一处空无一人安静的后院当中。此刻的楚轩柔身着一袭蓝裙，气质超凡脱俗，正端坐于庭院中央，匆匆玉指轻抚着身前那一张古铜色的古琴。古琴形状典雅，雕刻着龙凤花纹，那动人悦耳的琴声便是从中所发出来的。周围莺莺燕燕，各种模样不一，灵与美丽的鸟环绕，有的落下，有的盘踞于天空中，宛若一幅与世隔绝、祥和无比的画卷。楚天的脚步逐渐放轻缓了一些，生怕打扰到眼前这位绝美的女子，就这么找了个位置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楚轩柔弹奏完。随着琴音的起起伏伏，楚天缓缓地闭上了双眸，享受起了这动人的音乐。楚轩柔的琴技在这玄君道域内都赫赫有名，再加上那令人怜惜绝美的容颜，不知多少天骄妖孽想要接近一清芳泽。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能让楚天加以为用，靠着毫无作用的留声石，因此让整个楚家从而大赚一笔。嗡，随着琴音的落下，进入了尾声。楚轩柔睁开了那对如同宝石一般水汪汪的美眸，当见到那坐在一旁的楚天时，眼神一亮，立马起身娇声道：“楚天哥哥，你来了。”言语之中满是欣喜与依恋。说话间，小跑到楚天身前。楚天看着眼前少女，眼神也不禁柔和了许多，开口笑道：“柔儿，你的琴艺又有所长进啊！不错不错，简直是好听极了。”楚轩柔俏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没有啦，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眼前这位小家碧玉模样羞涩的少女，竟然会是天问宗的当代圣女。”楚天摸了摸楚轩柔的头，轻声说道：“已经很棒了，这玄君道域内可是有不知多少人想要听柔儿你的琴音呢。我倒是好，还能够免费听到。楚轩柔，只要楚天哥哥你想要听，让柔儿弹奏多少次，柔儿也愿意。只是楚天哥哥最近总感觉你怪怪的。”他上下打量着楚天。楚天哪里怪？楚轩柔，楚天哥哥，你这几日总是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楚天人心里一震，莫名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赶忙问道：“我都说了什么？”楚轩柔就是问我这里是啊，哪个朝代，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话。楚天瞳孔一缩，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楚轩柔想了想，随后说道：“大概是2天前的中午吧。”楚天眼神闪烁，逐渐思考了起来。2天前的中午，记得在那个时候，自己刚刚服用完一枚养元魂丹，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十分的困，再然后的事情自己就有些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醒来之时，自己出现在望天城之中。坏了，像是想到了什么，楚天满是惊恐的说道：“楚轩柔，怎么了吗？”楚天哥哥。楚天神色凝重的看着楚轩柔说道：“柔儿，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双魂共体之事吗？你之前见到的我，可能不是我，而是隐藏在我体内图谋不轨的另外一道神魂。”什么？楚轩柔惊讶的捂着小嘴。昨天哥哥你不是说那位苏公子已经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难道对方是骗你的？事关楚天的生命安危，楚轩柔的脸色一下就变得冰冷了起来。不行，我要去找他。说完，楚轩柔转身欲走。柔儿，楚天闻言立刻拦住了他，一脸认真的开口说道：“柔儿，不可！先不说你根本就从未见过那位苏兄，就算是被你找到了，
那位苏兄身份背景皆不在你天问宗之下，甚至还可能更高。你这么贸然去，只怕会惹得苏兄不快。再者说，那位苏兄既然肯将如此珍贵的养元魂丹交给我，也不可能心怀不轨。在楚天的劝说之下，楚宣柔一时间冷静了下来。想来也是，养元魂丹这种圣丹，哪怕是他天问宗都没有。随随便便拿出如此宝物的那位苏公子，若是想要伤害楚天哥哥，直接动手就好了，用不到这么麻烦。那怎么办？楚宣柔一脸担忧地看着楚天，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哥哥以后变成另一个人。楚天也是一脸愁容，他想了许久，最后说道：可能这件事也出乎了那位苏兄的意料之外。未经之计，除了找到苏兄，也别无办法了。好在有养元魂丹，能够暂且压制住体内的另一道神魂，不然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怜的楚天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误以为是那养元魂丹的作用，才能让自己不被夺舍。殊不知，正因为有了养元魂丹的存在，才让那道神魂有了喘息之息。每当他没有出现的时候，都潜藏在楚天的脑海深处，静静的恢复。楚宣柔，我去找他。楚天叹息一声，像是认命了一般的说道：哎，成也命也，想我楚天好不容易有一番能够大展宏图的机会，却不想受困于这双魂之体。像苏兄那般的贵人，来无影去无踪，可遇而不可求。我能够得到他的帮助，也真是三生有幸。楚天心中有所不甘，可没有办法。在这玄君道域内，哪怕是柔儿的师尊看过之后，也是无能为力，甚至根本说不清自己这是什么病情。楚宣柔见一向意气风发，好不容易洗心革面的楚天哥哥如此丧气的模样，美眸浮上了一层水雾，坚定无比的说道：楚天哥哥，明日你就随我一同前去天问宗，我去找宗主大人和长老们，他们一定有办法的。再不行，我就带着你到玄君道域之外寻求办法。两人自小便是青梅竹马，而楚家对自己更是有着养育之恩，楚宣柔是绝对不允许见到楚天有事。楚天听完以后感动不已，他一脸深情地看着楚宣柔，说道：柔儿。同样的，楚宣柔也是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能够感受到对方沉闷的呼吸。而就在这个美好时刻，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报，少爷，少爷！门外，李虎急匆匆地闯了进来，打破了这份宁静。两人的身躯一震，那般温馨的场面顿时间戛然而止。楚天眼中闪过一抹怒气，对这个李虎可谓是恨不得将其暴揍一顿。可恶的家伙，竟然打断了自己的好事！楚宣柔也是蓦然间反应了过来，小脸顿时羞红的像是熟透了的苹果，像是要滴出水来一般，低着头不敢看他。李虎看了看两人，浑身冰寒，有些讪讪的摸着后脑勺说道：那个，少爷，我要不先走一步。楚天强忍着心中的怒气，紧盯着李虎，沉声道：说，又发生什么事了？你最好是有要事禀报，若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我看你也年纪不小了，是时候回家养老了。李虎闻言，浑身一个机灵，少爷的手段他可是清楚的知道的，智商忽高忽低，厉害的时候能够解决整个楚家的危机，平日里却又纨绔无比，只知道贪图享乐。李虎赶忙说道：少爷，门外之前那位苏公子和邱姑娘来了。你说什么？楚天瞳孔睁大，迸发出了摄人无比的光芒，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质问道：他们人呢？李虎犹犹豫豫地说道：那位苏公子和邱姑娘刚来了一会儿，以为您不在，便朝着集市去了。你天帝怎么不将苏兄给请过来？楚天对着李虎就是狠狠的一脚，这个混蛋，差点将唯一能够拯救自己的大恩人给送走了。李虎一脸委屈地说道：这你之前有没告诉过我呀？楚天恨不得一掌拍死这个家伙，他目光闪烁，内心更是激动无比。想不到就在自己没有办法，想要放弃的时候，苏兄竟然又出现了，这让他如何不激动？楚宣柔在旁一脸好奇地问道：楚天哥哥，莫非就是您口中那位苏公子？楚天一脸兴奋，大喜过望地抓着楚宣柔的双肩，说道：正是，柔儿，只要苏兄一来，我就有救了。一边说着，还一边不断摇晃着他的肩膀。见楚天如此高兴，楚宣柔自然也是替他感到开心，不由得捂着嘴轻笑道：好啦，我知道了，楚天哥哥，瞧你开心。刚好，柔儿也想见见能够被楚天哥哥你如此推崇的苏公子。此言一出，楚天愣了愣，随后想起苏九哥那俊美妖异的面容，心中莫名涌出一股危机感，想了想说道：那个，要不柔儿你就待在这里吧，我自己一个人也行的。为什么？楚宣柔歪了歪脑袋，小脸满是疑惑不解地说道。楚天表情纠结，自己总不能说是怕你被对方给拐跑吧？不过以柔儿的性子，虽然这种事也不可能发生。思考再三，见楚宣柔那一脸疑惑的表情，楚天只好无奈地说道：好吧，那你就与我一同前去接那位苏公子吧。因为自己体质上的隐患，导致现在楚天对苏九哥的热情远超秋莲月。楚天转过身，看着跪在地上的李虎，立刻问道：快告诉我，苏兄现在在哪里？李虎，那位苏公子与邱姑娘现在就在西街那边闲逛。楚天闻言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好在这个家伙最起码知道苏兄弟的位置。说完，简单的整理了一番自己的衣装，立刻说道：快带我过去。楚宣柔美眸闪烁，心中不免有些期待，那位苏公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几日里一直听楚天哥哥念叨，耳朵都快起茧了，所以对于苏九哥，楚宣柔也好奇无比。此刻望天城之中，苏九哥看着眼前一脸失望的秋莲月，淡笑着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大老远而来，你就为了这？自己还以为是什么呢？苏九哥看了看四周，不由得朝着一边的小摊贩问道：之前那个在此地卖冰糖葫芦的人呢？难道是不在了吗？其中一位小摊贩听完后一脸羡慕，酸溜溜地说道：哎，他前段时间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被青山宗收去当徒弟了。这家伙的运气可真好，遇到了贵人，那出手的灵石，啧，其中的灵气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是啊，
周围的小摊贩们纷纷说道。当抬起头看见苏九哥时，所有人浑身一震，极是不可思议的表情。这不就是呢？苏九哥淡笑着说道。那此地还有别的卖冰糖葫芦的地方吗？有。在见识到苏九哥之前的阔绰时，所有人都明白了，眼前这位公子绝非凡人，随随便便出手便是仙品零食，这是什么概念？谁人都酸之前那个走运的糖葫芦小贩，可谁人都想成为他。如今机缘在此，先路有望，这还不冲？在场摊贩们一瞬间皆是变得热情无比，蜂拥而至，不断的吵着要给苏九哥带路，更有甚者直接为此而打了起来。最后，在众人的带领之下，秋莲月终于如愿以偿，而那些小摊贩也在苏九哥阔绰的手笔之下，也如愿以偿的回去了。看着秋莲月手中拿着3串冰糖葫芦，苏九哥不免觉得有些好笑，失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若是喜欢吃，不如就将那些冰糖葫芦给都买了吧。”他不是很能理解，秋莲月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此地而来，寻找那冰糖葫芦。而就在这时，远处的人群纷纷避让而开，让出了一条宽阔敞亮的大道。都让开让开，没长眼睛吗？我家公子出行，是楚家的小公子楚天，他怎么来了？等等，那位不是楚玄女大人吗？他怎么也来了？人群之中，楚天面色匆匆，小跑而来。当看到最前方的苏九哥时，大喜过望，隔着老远便大声的喊道：“苏兄！”苏九哥有些诧异的看了过去，眼眸闪烁，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过去呢，对方反倒是送上门来了。苏九哥注意到其身后的楚宣柔，姓名楚宣柔，身份不朽地族之女，楚家族长养女，天命女主，性格心细温雅忠贞，境界虚神境3重，体质绫罗仙体，诸天排名41，天生清和音律大道，自成一派，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其体质所施展出的音律大道，能够增长修为，洗涤心灵，使人更进一步的感悟天道。相辅相成，是诸天修士最为渴望的道侣神体。功法天问玄经，绝天十曲，青罗仙诀，凌波步。宝物龙纹黄琴，天蚕丝，天问素女剑，空幽笛。生平经历不朽地族殷家7长老孙女，父母在外遭遇仇家陨落，流落玄君盗狱，幼年被楚啸风所捡到，带回族中，与其子楚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2岁时偶然间被天问宗长老所发现，带回天问宗后又被天问宗宗主收为弟子。15岁时成为天问宗玄女，当前气运值1万。苏九哥恍然，这便是那楚天的天命女主啊！地族殷家。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对这地族倒是没什么印象，能够被自己所记住了，那至少也是能够与曾经的苏家掰一掰手腕的存在。虽然说自从老爹出现后，一切都改变了，这也就说明这地族殷家也算不得什么十分强大的地族。不过即便是这般身份，也足以碾压玄君盗狱的任何势力了。苏九哥肆意地打量着对方的容颜，倒是的确颇有几分姿色。而另一边的楚天像是见到了救命恩人一般，面色激动地上前说道：“苏兄，秋姑娘，多日不见，如隔3秋啊！我可是甚是想念我那府中的下人不长眼睛，竟然敢将苏兄你给拒之门外，我已经好好惩罚过他们了。”苏九哥看着眼前热情无比的楚天，皱了皱眉头。什么情况？在他原本的计划当中，这个时候楚天不应该是知道自己被骗，然后勃然大怒吗？怎么反倒是这般热情的态度？苏九哥淡笑着说道：“无妨，在我离开时，我也是十分思念楚兄。此次路过，我也不过是顺便过来看看而已。”在楚天的身旁，楚宣柔正好奇无比地打量的苏九哥，饶是楚宣柔也不由得微微失神，心中暗暗想到：好英俊的男子，这便是楚天哥哥所说的那位苏公子吗？这般气质出尘的公子，哪怕是他在天问宗之中也从未遇到过。不过好歹也是天问宗圣女，楚宣柔并没有表现得太过的失态，反倒是打量起了苏九哥身旁的秋莲月，像是才注意到了楚宣柔。苏九哥看了过来，问道：“楚兄弟，这位是？”楚天笑着介绍道：“啊，这位啊，她是我妹妹，名为楚宣柔。柔儿，这便是我时常跟你说的那位奇人苏公子了，这是苏公子同门师妹秋姑娘。”楚宣柔微微颔首，十分得体的上前一步，微微欠身说道：“见过苏公子，秋姑娘，举止得体，落落大方。”苏九哥咧嘴一笑，故作惊艳道：“哦，原来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楚玄女。我与连月早在来时，路上便曾听闻过，楚玄女不仅是情艺超绝，更是美丽动人。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楚宣柔听闻后，抿嘴轻笑道：“苏公子过奖了，这些不过是世人的吹捧，没有那么夸张。”话虽这么说，但心中还是免不了的有些窃喜。毕竟能够被苏九哥这般俊美的男子夸赞承认，这足以说明了很多。倒是苏公子您这般天人之姿，哪怕是在我天问宗也从未遇到过。不知公子是来自何宗门？”楚宣柔问道。苏九哥随意道：“不过是一无名小宗而已，不足挂齿。”既然对方不愿意多说，楚宣柔也十分知趣的没有多问，保持着微笑。无名小宗可培养不出二位这般出色的天骄。两人有说有笑的，对于苏九哥的第一印象，楚宣柔可谓是感觉极好。一旁的楚天倒是显得有些尴尬，看着楚宣柔与苏九哥相谈甚欢，一时间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楚天忍不住开口说道：“苏兄这一次不知又会在望天城中待多久，可别跟上次一样一会儿就走了，这才是他最为关心的。”苏九哥笑着回应道：“这次的时间应该会长一点，毕竟我与连月的事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楚天脸色一喜，大笑一声说道：“好，好，这样一来，我也可以跟苏兄弟你多交流交流。”苏九哥点点头，随口说道：“楚兄弟，你的病情好一点了吗？”终于说到正点子上了，昨天眼神一亮，随后摆出一副有些丧气的模样，叹息了一口气说道：“哎，别提了，经过上次苏兄你的治疗，我感觉的确是好了一些。可是苏兄，我脑海中的那个神魂是真的成功驱除了吗？”
苏九哥故作疑惑地说道：“哦，这是何意？”楚天，苏兄，你可千万别误会，我这并非是质疑你的手段，只是这些日来，我总会突然的昏迷，然后出现在一陌生的地方。关于那段记忆，也是无从得知。这种情况，哪怕是之前也从未发生过。苏九哥闻言皱了皱眉头，沉吟了起来，随后一脸认真地问道：“楚兄弟，之前我给你的那养元魂丹，你可都有按时服用过？”楚天点点头，说道：“我每日都按时服用，我现在的神识的确是壮大了不少，这还多谢苏兄你了。”楚轩柔在一旁说道：“会不会楚天哥哥你的病，并非是靠这养元魂丹治疗的？我听说这养元魂丹，乃是修复和壮大神魂的丹药。”此言一出，楚天脸色微变，赶忙朝着楚轩柔使了个眼色，说道：“柔儿，住嘴！我这病可唯有苏兄有办法治疗。你这么问，不是在质疑苏兄弟的手段？”他只叹柔儿还太过年轻，不知道对于像苏九哥这般的天骄来说，最为忌讳的便是别人质疑他的手段。楚天，柔儿，还不快给苏兄道歉！楚轩柔还从未见过楚天如此模样，不禁语气有些失落的朝着苏九哥说道：“不好意思，苏公子，我没有别的意思。”苏九哥有些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楚轩柔说的没错，这养元魂丹对于楚天这种后天的双魂共体来说，非但不是什么补药，反倒是一道催命的符箓。只可笑这楚天自作聪明。苏九哥不在意的笑了笑，说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楚兄弟，你这位妹妹也是为了你好，不必过多的责怪她。”苏九哥看向楚轩柔，笑着说道：“姑娘说的没错，这养元魂丹的确是用来恢复受损的神魂的。之前我帮楚兄弟除去了脑海之中另一道神魂隐患，这对于楚兄的神魂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损伤。我给他的这些丹药是用来调养恢复的，所以楚兄弟也不必太过责怪令妹。”见苏九哥为自己说话，楚轩柔感激无比的看了苏九哥一眼。他比任何人都要关心楚天的安危，只不过是怕楚天受到心怀不轨之人的蛊惑，病急乱投医而已，这才多嘴的问了一句。相比之下，苏九哥不仅愿意帮自己说话，甚至还解释缘由，如此彬彬有礼、得体谦逊的行为，不由让他好感大生。楚轩柔，苏公子我明白了，谢谢你。楚天看着一脸失落的楚轩柔，心中突然间有些后悔，自己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有些太过偏激了？不过没有办法，这件事事关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怎么可能不在意？虽然有些许后悔，但相比之下，楚天还是更希望自己一世不要有任何的闪失。苏九哥面露思考，缓缓说道：“不过按照楚兄弟所说，既然会发生这种事，说不准那神魂可能还有后续的手段。至于这具体的，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刚好这段时间我会待在这望天城内，有我在，楚兄弟不必太过担忧。”楚天闻言后顿时大喜过望，看向苏九哥，开口说道：“那就麻烦苏兄你了，有苏兄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大笑一声，心情十分愉悦。之前的那股担忧之情，随着苏九哥的出现，顿时间烟消云散。苏九哥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在下尽力为之。”一旁的楚轩柔抿嘴轻笑道：“楚天哥哥，既然如此，那我们还在这里做什么？”楚天恍然，笑呵呵地摸了摸脑袋，说道：“是，瞧我这实在是有些太过心急了。苏兄弟，邱姑娘，还请随我到府上一聚。”说罢，他便邀请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来到楚家的住宅。楚家内，碧儿和珠儿两人在得知苏九哥来时，显得格外的开心。两人忙里忙外，正端送着茶水。楚天心里一直惦记自己那双魂共体的隐患，他大饮了一口茶水，说道：“苏兄弟，你可真是我楚天的贵人啊！若是没有你，我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你看现在可否再帮我看一看？”苏九哥笑了笑，说道：“楚兄弟别急，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这病也急不来。”苏九哥看向楚轩柔：“我听闻楚姑娘琴音双绝，不知今日可否有幸欣赏一番？”楚天一愣，他没有想到苏九哥竟然会提出这个要求，不由得脸色有些为难。虽然说这并非什么大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极为不情愿让别人见到柔儿抚琴时候的样子。楚天犹豫了一会儿，随后看向一旁的楚轩柔说道：“柔儿，听到了吗？”楚轩柔轻轻点了点头。楚天大笑道：“哈哈，然后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意思了。你若是不愿意，我想以苏兄弟的为人，也不会为难你。”说到这，楚天朝着苏九哥说道：“苏兄，我这妹妹比较害羞，恐怕会有所献丑。我看还是不可以。”楚天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楚轩柔打断道。楚轩柔看了一眼苏九哥，却发现对方正好也在看着自己，还眨了眨眼睛。之前苏九哥的举动便让楚轩柔十分的有好感，不过是演奏一曲而已，何况苏九哥作为楚天哥哥的恩人，这般简单的要求，他自然是不会推辞的。楚天闻言浑身一僵，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楚轩柔。他刚刚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向对外人不假颜色的柔竟然会主动同意。苏九哥大笑一声，期待无比的说道：“好，既然如此，那在下就洗耳恭听了。”见此一幕，楚天嘴张了张，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一抹白色的光芒闪烁，一件上面雕刻着龙凤雕纹的古琴出现于此。苏九哥眼神一亮，说道：“龙皇古琴。”楚轩柔微微一怔，有些诧异的看了苏九哥一眼，似乎没有想到竟然有人能够认识此琴，懂这个的人可不多。楚轩柔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苏公子果然是见多识广，龙皇古琴乃是失传许久的10大名琴之一，我这不过只是一仿品而已，不是真物。”苏九哥笑着说道：“至尊级法器也十分不错了。诸天之中十分出名的10大古琴，其中每一件都是失传许久的至宝，几乎每一件都是帝兵级别的存在。虽然算不得什么绝世神物，但却极为稀有，对于那些喜爱音律之人来说，无疑是最为珍贵的宝物。”只见楚轩柔轻轻地将古琴放下，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安静无比。楚轩柔献丑了，匆匆玉指拨动琴弦，
一道动人悦耳的声音响起，时而轻快，时而激进，逐渐弹奏起了一片华丽的乐章，一缕缕道韵环绕在楚宣柔的身旁，一袭湛蓝色的衣裙，气质飘渺，在琴音的加持下显得格外动人。苏九哥饮着茶，享受着这动人的琴音，心情不由得平静了许多，静静地享受着这片美好。怪不得楚天能够通过留声石，从而大赚一笔。不得不说，楚宣柔的琴艺高超，仿若与这音乐融为一体，再配合上绫罗仙体的加持，能够去除人心中的杂念，在此之下，感悟天地必然会有另一番感悟。每一分每一秒几乎都是一种享受，就连一旁的秋莲月也都安静地聆听起来。楚天看着正在弹奏着的楚宣柔，又看了看一旁笑意不绝的苏九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对于他来说，坐在这里的每一秒都如坐针毡，恨不得赶紧结束。作为楚宣柔最为亲近之人，他自然是知道柔儿对于这种年轻俊洁的吸引力有多大，生怕苏九哥因此而看上了柔儿。不过好在他并没有从苏九哥眼神之中看到有丝毫淫邪之色，不禁暗暗庆幸，苏兄可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啊！看来是自己多想了，却不想另一边的苏九哥早就已经暗暗打起了楚宣柔的主意，有些异动。对于苏九哥来说，那些精彩艳艳容貌、绝世的女子他曾见多了，除了连月是个例外，他所在意的皆是一些对自己有所帮助之人。就比如南宫晴，从他的面板不能看出乃是天生的丹师，有了他在，也能够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丹药。而楚宣柔的绫罗仙体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辅助体质。苏九哥眼眸闪烁，看着眼前这动人的女子，心中暗暗想到：系统，商城之中可有龙皇古琴的珍品售卖？叮，回宿主，有。龙皇古琴地级，需要反派值8000，这么贵？苏九哥一怔，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连月并不建议自己收个侍女，但是如果自己真想收服楚宣柔的话，以他忠贞的性格，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不过这样才有挑战性。苏九哥咬咬牙，有些肉痛的消耗了8000反派值，将南街龙皇古琴珍品给兑换了出来。看着楚宣柔，苏九哥嘴角微微扬，眼中金芒闪烁，那眼神仿佛像是见到猎物的猎人一般。终于，不知过了多久，随着最后一缕篇章的谢幕，一切又回归到最初。楚天这才松了一口气。啪啪啪，掌声响起，苏九哥轻拍着手掌，眼眸含笑的赞叹道：“不错，楚姑娘的琴声果然是令人流连忘返，名不虚传。”楚宣柔微微一笑，十分谦逊的说道：“苏公子过誉了。”哈哈哈！一旁的楚天也是大笑一声，说道：“能够得到苏兄的认可，那可不容易啊。苏兄，这琴也听了，茶也喝了，现在可以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了吧？”苏九哥抬手，不急。楚天呼吸一滞，还不急？他可是急坏了。只见苏九哥缓缓起身，来到楚宣柔身前，几人都感到有些不明所以。苏九哥一脸和煦的微笑，令人如沐春风，笑盈盈的看着楚宣柔。被如此俊美的公子这么深深注视，哪怕是楚宣柔也有些吃不消，俏脸不由得有些绯红，说道：“苏公子这是？”苏九哥笑而不语。一道光芒闪烁而起，只见一副与楚宣柔一模一样的古琴出现。相比起那件赝品，这龙皇古琴气息更为的古老，上面所雕刻的龙凤宛若活过来了一般，活灵活现。刚一出现，那股帝兵的气息便弥漫于此。这是作为懂琴之人，楚宣柔如何不认得这是什么？惊呼道：“龙皇古琴！”一旁的楚天更是大惊失色。他虽然不明白这些东西为何物，但那古琴之中所传来的气息，分明就是一件帝兵级别的至宝。他呼吸一瞬间变得沉重了起来，是万万没有想到，苏九哥随手之间便将一件帝兵拿出。苏兄弟，这是做什么？秋莲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对此倒是并没有多说什么。苏九哥轻笑着说道：“在下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如此动人的琴音了，刚好我偶然间所得到一副古琴，一直闲置于储物界之中蒙尘。今日一见姑娘，才方知遇到了她的主人。楚姑娘，今日我便将她赠予你。”什么？此言一出，不仅是楚天，就连楚宣柔也是美眸大震，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怎么行？楚宣柔一下子就慌了，他不敢相信苏九哥竟然会将如此珍贵的龙皇古琴珍品送给自己。先不说其背后的寓意价值，光是一件帝兵便是无价之宝。楚天更是被苏九哥这阔绰的举动给震懵了。这可是帝兵啊，可不是什么随手捡来的大白菜，多少人趋之若鹜的宝物，哪怕是他整个楚家之中也没有一件。这让他更加对苏九哥的身份产生了好奇。苏兄到底是什么人？不会是某位大能之子吧？苏九哥看着一脸惊讶的楚宣柔，淡淡的说道：“楚姑娘，这件古琴在我这也没什么用，明珠蒙尘。今日听楚姑娘一曲，深感唯有这样的宝物才能配得上楚姑娘的琴技。拿着吧，对于我来说也算不得什么贵重的东西。”轰！楚天脑瓜子嗡嗡的，脑海之中不断回荡起苏九哥的那句话：“算不得什么贵重的东西，这可是帝兵啊，连这都算不得贵重，那还有什么？”楚天立刻看上了楚宣柔，不断的朝着他使眼色，那表情恨不得直接替他答应下来。楚宣柔闻言沉默了一会，随后认真的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苏公子，这件东西实在太过贵重了，我不能收下。”楚天，这是为什么呀？柔？一旁的楚天终于忍受不了，有些急切的开口道。几人都朝他看了过去。楚宣柔，楚天哥哥。楚天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打了个哈哈，尴尬的说道：“哈哈，柔儿，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想要这古琴很久了吗？既然苏兄都这么说了，你若是不收下，那也太不给苏兄弟面子了。”苏九哥瞥了他一眼，心中暗暗冷笑道：“多谢你的助攻了，苏九哥。若是姑娘感觉有愧，这几个日的时间，我与连月都会在这里，倒是不妨再多弹奏几曲。我可是听说姑娘的琴音可是一曲千金，这些就全当是交费了。”
苏九哥半开玩笑的说道。楚轩柔美眸中闪过一丝挣扎。老实说，对于这龙皇古琴，他可是寻找了很久，一直未有关于这古琴的消息。作为诸天10大名琴之一，说不心动那是不可能的。楚天见楚轩柔犹犹豫豫的，嘴唇微动，直接传音道：“柔儿，快点收下，这可是帝兵啊！”楚轩柔看了他一眼，抿了抿嘴唇，最后轻轻点了点头，看向苏九哥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多谢苏公子了。”似乎还是有些不好意思，一边说着，楚轩柔一边拿出了一件雪白无比的丝线与一柄绣剑。“苏公子，这是天蚕丝和天问素女剑，还有这龙皇古琴。虽然并非什么宝物，我知道这些价值都远远抵不上这珍品龙皇古琴，但也是我目前来说最为珍贵的东西了，还请您收下。”苏九哥有些诧异，这柄剑虽然只是圣品，但一旁的天蚕丝可不同。天蚕丝作为十分稀少的材料，乃是已经灭绝了的天蚕所产出的，无论是用途还是作用都极广。楚轩柔所拿出来的足足有巴掌的大小，其中丝线数以万计，这可是不小的数目。见楚轩柔一脸认真，苏九哥知晓，若是自己不收下，只怕是他也不会收下那龙皇古琴，但笑道：“好。”楚天在旁瞪大了眼睛，属实是完全没有想到楚轩柔竟然会这么做。柔儿，你真是傻呀！苏九哥将那龙皇古琴给送了过去，手在不经意之间触碰到了楚轩柔的玉手，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这一下就如同触电了一般。楚轩柔娇躯一震，俏脸上顿时燃起一抹红晕，有些不敢相信的看了一眼笑盈盈的苏九哥，他是故意的吗？不对，应该也只是一时间不小心罢了。楚轩柔自我安慰道。在接过古琴之后，楚轩柔美眸中浮现出止不住的欢喜，紧盯着龙皇古琴，轻轻抚摸着上面的琴弦，看上去喜欢的不得了。叮！天命女主好感度增加20，当前好感度80，沦陷度20。天命苏九歌头顶绿油油，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这么一点，苏九哥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如此大代价兑换而来的龙皇古琴珍品，仅仅只增加了20点的好感度，不愧为忠贞性格的天命女主啊，果然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被自己所收买。苏九哥看了眼一旁脸色狂喜的楚天，心中暗暗想到。苏九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又看了看一旁的秋莲月，发现秋莲月面色平静，竟然没有一丝波动，就好像是默许了一般，不禁感到有些诧异。苏九哥摇头失笑，朝着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楚天说道：“楚兄弟，既然这曲子也听了，茶水也饮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吧，总算是进入正题了。”楚天双眸一亮，赶忙说道：“好好好，苏兄，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着急的。”嘴上那么说，可楚天那止不住的笑容却出卖了他。对于这种口是心非的家伙，苏九哥也没有什么意外，而是淡笑着说道：“择日不如撞日，毕竟这也是关乎楚兄你生命安全的事情，可由不得马虎。”说完，他便将手放在了楚天的额头上，一道微弱的光芒闪烁。一旁的楚轩柔紧盯着眼前这一幕，他也想见识见识苏九哥的手段，能够随随便便便拿出一件帝兵的存在，自然不是什么普通人。苏九哥，楚兄弟，放松。因为柔儿得到了一件帝兵的缘故，楚天对于苏九哥更是深信不疑，也没有丝毫抵抗，就任凭苏九哥的神识侵入于自己脑海之中，敞开自己的识海，那几乎是将一切暴露给对方，寻常人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若是对方心有不轨，轻而易举之间便能够将识海给搅乱，令人神魂重创。楚天没有一点犹豫，反倒是笑着打趣道：“苏兄，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痛苦了吧？”苏九哥笑眯眯地说道：“不会的。”苏九哥缓缓闭上眼，一缕神念探入了楚天识海的最深处，在最为隐秘的地方，苏九哥发现了其中的异常。楚天脑海中的另一道神魂，竟然在楚天不断服用养元魂丹的滋养之下，恢复了不少。现在与楚天自己的神魂隐约已经有了分居半边、江山抗衡的意思。照这个速度下去，只怕是用不了多久，两者之间便会出现水火不容、互相吞噬的状况。楚天体内的另一个家伙过得可真舒服啊！苏九哥十分满意眼前的这一幕，决定好好刺激一下这道神魂。他的神念直接没入那道神魂，从中顿时间传来一阵惊恐的呵斥：“是谁？”外界，苏九哥缓缓地睁开了双眸。“怎么样了？”楚天一脸关切地问道。而就在这时，脑海中突然传来了如针扎一般的痛感。啊！楚天惨叫一声，他捂着头倒在了地上打滚，面容狰狞，表情痛苦，额头不断地冒出密汗。楚天哥哥！一旁的楚轩柔见状一下就急了，赶忙上前而来：“你这是怎么了，楚天哥哥？”“苏公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苏九哥有些沉重的声音传来，紧皱着眉头开口道：“不容乐观。想不到楚兄弟脑海中的那道神魂竟然十分古怪。按道理来说，当日我就已经将这道神魂给去除了，可偏偏不知对方有什么后手，竟然逃过一劫。现在看来，那道神魂可能是某位已经陨落了的大能所留下，想要夺舍楚兄的。”“什么？”楚轩柔心里一惊，如果真是如苏公子之言，在楚天哥哥脑海中的另一道神魂是某个古老的存在的话，那可就麻烦了。楚天哥哥的实力绝非是对方的对手。苏公子，还请救救哥哥，求你了！楚轩柔焦急无比，一时间乱了方寸。苏九哥紧盯着一脸痛苦的楚天，摇了摇头，悠悠说道：“哎，这并非是我不想帮，只是连我也有些无能为力。那一道神魂的强大，远非常人所能够将其去除的，起码就目前来说，整个玄君道域内都无能为力。”突然间，苏九哥像是感受到了什么，眉头一皱，沉着声音呵斥道：“你究竟是何人？为何要侵占楚兄弟的身体？还不快从他的身体里滚出去！”楚轩柔怀中的楚天悠悠地睁开了眼，眼神之中满是迷茫与困惑之色。“楚天哥哥，你醒了！”一旁的楚轩柔见状大喜过望，
苏九哥，不对，他不是楚兄。楚姑娘小心！苏九哥立刻说道。一道根本无法抗拒的吸力传来，楚宣柔娇躯竟然不受控制的朝着苏九哥扑去，直直的扑入了苏九哥的怀里。苏九哥单手环抱着楚宣柔，楚宣柔娇躯一震，小脸满是错愕之色，不可置信的抬头看了看面容俊美的苏九哥，就这么任由被他抱在怀里，小脸顿时间变得通红。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苏九哥的手特地触碰到了那绵软弹滑的地方，楚宣柔顿时浑身一个机灵，止不住的颤抖，就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起来。这，楚宣柔只觉身子一轻，苏九哥松开的手，他才反应过来，浑身止不住的发酥发软，就好像要融化了一般。被平白无故的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饶是性格再好的楚宣柔美眸中也不由得闪过一丝嗔怒。可就在这时，苏九哥的声音传来：“楚姑娘，多有得罪！现在你眼前这位不是你的那楚天哥哥，而是他体内的另外一道神魂。”什么？楚宣柔心里一惊，他看向一脸正色、紧皱着眉头的苏九哥，见他眼神清澈，没有丝毫的杂念，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心中的怒火一时间消退，惊讶的说道：“苏公子，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与此同时，他心里也有些不悦，毕竟对于自己的容貌，楚宣柔还是十分自信的。可偏偏对方刚刚占了自己这么大一个便宜，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让他莫名的升起一股无形的挫败感。这想法一经出现，很快便被他所抹去了。楚宣柔，你在想什么呢？现在当务之急分明是楚天哥哥要紧。叮，天命女主楚宣柔沦陷度增加20，当前好感度80，沦陷度40，天命主角楚天气运值损失2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0。殊不知苏九哥此刻都要爽翻了，刚刚那一下是他故意这么做的，柔柔软软，哪怕是隔着一层薄纱那嫩滑的触感也是令人沉醉。当听到系统的声音时，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看来相比这好感度，反倒是沦陷值更容易增加。苏九哥瞥了一眼一旁不动声色的秋莲月，想来自己刚刚偷偷摸摸的举动应该没有被他发现吧。此时地上的楚天正一脸懵逼地望着这一幕。他叫楚天，作为一个穿越者，早在半年前便苏醒了记忆，可偏偏楚天作为修行者，更是斩元境的修为，神魂实在太过强大，中途意外发生，自己竟然夺舍的并不彻底，并不能够完全掌控这具身体。要知道，大多数的穿越者那都是从普通人或者修为极为低下的废柴开始，可他楚天一来便撞到了如此强大的修行之人，自然不是其的对手，最终只能无奈地陷入沉睡当中。可就在前段时日，自己竟然意外的能够使用这具身体了。在此期间，楚天不断的询问下人，并且在楚家的藏经阁之内了解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只可惜这个状态并不能持续多久，不过几个时辰的时间，自己又会陷入沉睡。楚天看了看四周，自己又苏醒了吗？当见到一脸警惕无比的众人时，楚天完全不知道眼下是什么情况，有些懵懂的开口道：“那个，你们好，你是什么人？为何会占据楚天哥哥的身体？”楚宣柔小脸愠怒的质问道：“我就说，为何前几天你会来问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原来你根本就不是楚天哥哥。苏公子，求你了，快救救楚天哥哥！”苏九哥紧皱的眉头，有些无能为力的说道：“楚姑娘，不要太着急，楚兄弟的神魂只不过是一时间陷入了沉睡而已，估计很快便会醒来。”苏九哥前迈进一步，地眸紧盯着眼前的男子：“原来你便是楚天识海里的另一道神魂吗？虽然对方很有可能跟自己是一路人，但很不幸的是，他遇到了自己。”苏九哥故作愤怒的说道：“我劝你最好老实离开楚兄的身体，否则就休怪我等不客气了。”楚天瞳孔一惊，对方难道是察觉到了自己？这可不好了。穿越此地也有一段时间了，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仙人，可移山填海，腾云驾雾，他们的手段令人叹为观止。若是给他们察觉自己不是这身体原本的主人，只怕是在劫难逃。楚天装傻充愣的说道：“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若是苏九哥不在此地，楚宣柔可能还会被他给骗过去。可连这位苏公子都这么说了，楚宣柔哪能被他所欺骗过去？美眸冰冷之极，冷声说道：“别装了，你根本就不是楚哥哥。”楚天呼吸一滞：“不应该啊，按道理来说，对方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之前好几次装傻充愣都骗了过去，为何这一次却失败了？他与楚天的记忆并不相通，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苏九哥眼眸闪烁，这时候说道：“楚姑娘，没用的，对方绝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离开楚兄弟的体内，没有肉身的寄存，这样对他而言必死无疑。那怎么办？”楚宣柔急了，他怕自己曾经熟知的那个楚天哥哥再也回不来了。楚宣柔看了一眼还在装傻的楚天，眼中无比的仇恨。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楚姑娘若是相信的在下的话，还请在外等候片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够暂时的压制住这道神魂，只不过这是我宗门的绝学秘籍，不宜让外人见到，还请见谅。”真的吗？楚宣柔一喜，他赶忙点头说道：“苏公子，只要你能救好楚天哥哥，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这就离开。”他知道，但凡是大势力之人都不愿意太过显露自己的手段，而眼前这位苏公子来历神秘，他自然是也没有丝毫怀疑，直接暂时离开了此地。见楚宣柔离去，楚天眼眸中闪过了一丝疑惑，看向苏九哥，他要做什么？不会真的有办法将自己给除去吧？楚天心中焦急无比，好不容易穿越一次，他可不想这么轻易的就嗝屁了。一旁的秋莲月上前询问道：“你想要做什么？”他可不相信苏九哥会这么好意。苏九哥朝着他微微一笑，轻声说道：“当然是助他一臂之力了。”说着，苏九哥看向地上的楚天，眼神冷漠淡淡的说道：“行了，不用装傻充愣了，
你这拙劣的演技可瞒不住本弟子的法眼。楚兄弟，哦，不是楚天神识中的另一道神魂之人。苏九哥笑眯眯地说道：“我说的对吧？”楚天瞳孔一缩，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对方给识破，表情一下变得凝重了起来。你是何人？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苏九哥眉头一挑，轻笑着上前来到他的身边。当然是帮你了。帮我？虽然是穿越之人，但他可不傻。眼前的金发男子明显是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还有他的妹妹认识，自己与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帮自己？但从苏九哥身上，他感受到了一股熟悉且又令人畏惧的气息。楚天忌惮无比地说道：“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难道你与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不是朋友吗？”知道瞒不过对方，楚天索性也不装了，反正大不了就是再死一次呗。刚好，说不定下次穿越就是拆穿了。朋友，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苏九哥不屑至极的眯着眼，冷漠地说道：“就凭他楚天也配？若非是惦记着楚宣柔，还有他身上那些气运值，一个弱小道域的世家之子，也配与自己成为朋友？”此刻的苏九哥眼神显得格外的高傲睥睨，不可一世。苏九哥蹲下身，心念一动，一道猝不及防的神念直接撞入了楚天的脑海之中。当感受到这股熟悉的气息，便是这气息刺激了自己苏醒。楚天大惊失色地说道：“刚刚那人是你？”苏九哥大笑一声，说道：“你觉得在这里除了本弟子以外，谁还会帮你？难道你没有发现，现在的你已经能够隐隐约约主导楚天的身体了吗？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倒是挺大的，如此孱弱的神魂也敢夺舍一位斩元境修士。若非是有本弟子帮你，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吞噬成为他壮大神魂的养分。”说到这，苏九哥话锋一转，地眸微眯，从中透露出一抹摄人心魄的光芒，蛊惑道：“我问你，想活吗？在这个浩瀚绚烂的世界，代替楚天的身份活下去？”此言一出，楚天就这么沉默了起来，眼神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苏九哥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也并不着急，等着他的答复。他知道这个要求对于对方来说根本是无法拒绝的。终于不知过了多久，楚天直直地看着苏九哥，有些疑惑地说道：“你真的会这么好心？为什么要帮我？”苏九哥轻笑一声，缓缓地说道：“我不是在帮你，我只是在和你做一个交易。这个交易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而且这段时间里不能够让你主导这具身体，甚至到最后取而代之也不是不可能。”楚天瞪大了眼睛，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显得十分异动。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具吸引力的事情了。毕竟自己所能活动的时间不长，还是要抱着极大可能被这具身体原本主人发现了风险。若是真的按照苏九哥所说，自己能够取而代之，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可对于这陌生之人，他又不相信对方会如此好意的帮自己。楚天眼眸中透露出一丝挣扎之意，而就在这时，对面的苏九哥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可得想好了，时间不长，可能再过一会儿，这具身体的主导权就不是你了。”他的意思很明确了。楚天犹豫片刻后说道：“你说你能够帮我？怎么帮？这是同意了。”苏九哥笑盈盈地说道。楚天脸上虽然充满着怀疑，但还是点了点头。苏九哥嘴角的笑意更浓烈了，他来到楚天身前，蹲下身子，在其耳边不时说了些什么。楚天目光大震，满是匪夷所思地盯着苏九哥。这家伙竟然想要得到楚宣柔！这段时日里，他通过为数不多的时间，也大概了解到了这具身体原本主人的身份。楚宣柔便是自己的妹妹。苏九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这几天里，我要你装成楚天的样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楚天眼神阴晴不定，思索了再三，最后咬了咬牙，说道：“好，我帮你。只不过我并没有他的记忆，万一到时候露馅了怎么办？”苏九哥毫不在意地说道：“没关系，我不是说了吗？我会帮你。这些就当是初次见面的见面礼吧。”语落，苏九哥将神念释放而出，直接没入了楚天的识海当中。这熟悉的气息令楚天显得格外的畏惧，他有些惊恐地说道：“你这是要做什么？”苏九哥微微一笑：“当然是帮你更好地适应现在的身份。”神念重新进入了一片混沌的空间当中，在那里，两人的神魂正在不断地争夺着这具身体的主导权，一黑一白。照这个架势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楚天便能重新夺回自己的身体。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地喃喃道：“服用了这么多养元魂丹，神魂竟然还如此的孱弱，真是糟蹋了。”他摇了摇头，直接朝着楚天原本的那道神魂攻击而去。仅仅是一记，那道占据上风的白色神魂便呈现出萎靡之势，逐渐平息畏缩了起来。黑色神魂趁着这个机会蚕食了一缕白色神魂。一道关于楚天的少量记忆涌现，楚天眸光大亮，眼神不断绽放着光芒，感到神乎其技，不可思议地说道：“这些竟然是这具身体原本主人的记忆。”因为之前一直落入下风的原因，原本的楚天便从他这里得到了不少记忆，而现在在苏九哥的出手干涉之下，情况倒是反了过来。楚天顿时间大喜过望，对于这个朦胧陌生的世界，一下子又变得清晰了不少。看向苏九哥的眼神变得更为的忌惮，因为在那些记忆当中可以得知，眼前之人来历神秘，背景不凡，恐怕在这世界当中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苏九哥缓缓地睁开双眸，淡笑着看着他：“怎么样？现在相信我所说的了吧？”楚天心神大振，他茫然地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了，你想要得到的，我会帮你的。”苏九哥，这才对嘛，有我在，你按照我教你的就可以了。说完便大笑一声，朝着院外走去。一旁的秋莲月看了一眼地上心神未定的楚天，虽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决定，但是也没有多问。另一边，苏九哥刚一出现楚宣柔片，一脸焦急地跑了上来。他看着苏九哥，又看了看其身后，说道：“
苏公子，楚天哥哥没有事吧？苏九哥淡笑一声，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楚天兄弟暂时已无大碍了。”真的吗？楚轩柔美眸中瞬间闪烁起一道光亮，有些不可置信的说道：“那苏公子，我能去看看楚天哥哥吗？”苏九哥轻轻一笑，点头道：“这是自然。”话音刚落，楚轩柔便迅速朝着院子屋内跑去。望着楚轩柔离去的方向，沉默许久的秋莲月看着一脸笑意的苏九哥，轻声开口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啊！苏九哥转过头来，像是没有听清似的说道：“莲月，你说什么？”秋莲月摇了摇头，没有多言，而是悠悠的开口道：“我在这有些闷了，想出去走走，你去吗？”苏九哥摇了摇头，眼眸闪烁的说道：“一会儿吧。楚天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眼前此人不过是冒名顶替而已。自己不在此的，与楚天自幼朝夕相处的楚轩柔保不准会发现些什么，那个就不好了。那算了。”秋莲月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抱着小一千朝着门外走去。苏九哥愣了愣，有些不明所以，没有多想，而是轻声说道：“尹老，这里暂时没你什么事了，去替我将莲月给保护好。若是有不长眼睛的，就直接杀了，不用跟我汇报。”身后的空间上来一道悠悠的声音：“遵命，弟子大人。”苏九哥眼中露出一股笑意，心中暗暗想到：“楚兄，你的妹妹本弟子很重也，对不住了。”屋门内，楚轩柔匆匆推开门，当见到地上一脸错愕的楚天时，大喜过望的上前，惊喜道：“楚天哥哥，你没事了？”地上的楚天被这突如其来的身影给吓了一跳，他眼中闪过了一丝慌忙，不过很快就被他掩盖了下来。楚天深吸一口气，看着眼前的少女，勉强的露出了一丝微笑，缓缓从地上爬起身，说道：“没事了，柔儿，我好了。”楚轩柔美眸骤然欲泪，激动无比的说道：“楚天哥哥，你知道吗？你可吓死我了！多亏了那位苏公子，不是他，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楚天眼眸闪烁，是啊，的确要谢谢苏兄了。在融合了楚天的记忆过后，虽然还有些不习惯，不过片刻的时间，无论是语气还是神态，皆是十分相似。可以说，现在哪怕是楚天的生父楚啸天在此，也认不出楚天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这时候，苏九哥从门外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缓缓开口道：“这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我现在也仅仅只是暂时压制住了楚兄弟脑海之中的神魂，保不准什么时候又会发生。”楚天叹了口气说道：“哎，苏兄弟为我做到如此地步已经足够了，若是真正的楚天在此，断然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可他愿意一旁的楚轩柔却不愿了，这怎么好啊？楚天哥哥，若是又发生之前那一幕，那该有多危险！”楚轩柔直接来到苏九哥身前，就这么直直的跪拜了下去。“苏公子，我知道您来历不凡，手段神秘，一定是有办法能够救楚天哥哥的，对吗？还求您帮帮哥哥。”柔儿，楚天大惊：“你这是何苦呢？”说话前，他看上了苏九哥，发现苏九哥也正看着自己，这个家伙演的还真像啊！若不是自己知晓，恐怕真的会被楚天体内的那一道分魂给骗过去。像是已经习惯自己的身份，楚天赶忙蹲下身，想要拉起楚轩柔，可楚轩柔一动不动，坚定无比的跪在原地。苏九哥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说道：“不是我不愿意，是其中的代价太过沉重，哪怕是连我都无法承担得起。做到这一步，我已经尽力了。”楚轩柔，公子可否告知是何原因？我是天问宗圣女，只要是我天问宗有的，苏公子还请您直说，我一定弄来。苏九哥盯着他好一会儿，最后像是被打败了一半，说道：“我只能够告诉你，想要治好楚兄弟所要付出的代价，比那件真品的龙皇古琴还要珍贵。别说是天问宗了，哪怕是在我的师门当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宝物。”什么？楚轩柔一惊，直接呆愣在原地。以他的层次，根本想不到还有什么会比这件地冰更为珍贵的东西了。自己已经欠了苏公子天大一个人情，若是再强求，自己更过意不去。楚轩柔一瞬间心如死灰，表情变得沮丧无比。难道真的只能这样了吗？楚天上前拍了拍楚轩柔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的，柔儿，我没事。”作为不是这具身体的原住民，他自然是巴不得治不好。有着苏九哥的帮助，那具神魂就老老实实让自己吞噬好了。我会好好带你活下去的。楚天暗暗想到。恰好这时，苏九哥开口说道：“不是我不想救楚兄弟，只是其中牵扯太多，还望谅解。”我明白了。楚轩柔低着头，他知道这其中所要付出的代价极为庞大，自己与楚天根本就承担不起。楚天在旁也是叹气道：“柔儿，算了吧，连苏兄都这么说的话，那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只可惜以后恐怕不能再见到柔儿你了。如果我真的不幸被那另一道神魂所夺舍，到时候柔儿你一定要杀了我。”楚天语气有些绝望的说道，就像将死之人的遗言一样。“不行，楚天哥哥，你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楚轩柔心乱如麻，焦急的看着楚天，最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转头看向苏九哥，一脸坚定的说道：“苏公子，如果我愿意为奴为婢，替您做牛做马呢？我是绫罗神体，我所弹奏的音律能够辅助修行。”他现在所能够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总算是来了。苏九哥眼神一亮，他等了那么久，不断的透露着其中所需要付出代价的沉重，让他自知无法偿还。再加上一旁有楚天暗中助力，这样一来，对方所能够想到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了。苏九哥知晓离成功迈进了一大步，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一脸为难，万般诧异的看着楚轩柔。“唉，楚姑娘，你这又是何苦呢？先不说，就算换到了那些宝物，我能够治疗楚兄弟的成功几率也十分有限，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见苏九哥语气有点宽松了下来，楚轩柔觉得有戏，赶忙说道：“苏公子，还请救救哥哥吧。”苏九哥沉默了许久，最终像是经受不住他的苦苦哀求，开口道：“哎，那好吧，
不过楚姑娘，你别抱太大的希望。见苏九哥同意，楚宣柔顿时间大喜过望。真的，苏公子，谢谢你。苏九哥摆手道。不过此事无论成功与否，到最后都需要你跟我走一趟了。毕竟我所动用的也是我师门之物，若是就这么空手回去，也不好交代。楚宣柔点了点头。苏公子，只要你能够救楚天哥哥，以后宣柔就是你的人。苏九哥看了看一旁的楚天，又看了看他，思考后说道：这件事事关重大，依我看，你还是与楚兄弟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放心，有我在，这几天内楚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等你们考虑好了再来找我。楚天很快就明白了苏九哥的意思，他赶忙拉起地上的楚宣柔，说道：柔儿，这件事我不同意，跟我走。就这样，在楚天的强拉硬拽之下，他带着十分不情愿的楚宣柔离开了此地。苏九哥就这么目送着二人离开，他并不急于一时。温水煮青蛙，他打算多熬楚宣柔几天，最后让他心甘情愿的来求自己救他哥哥。时间一晃眼便来到了3天之后，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楚宣柔可谓是心力交瘁。楚天哥哥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时不时就会痛呼一声，痛哭不已的倒在地上哀嚎，模样狰狞恐怖，看得楚宣柔心中绞痛。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苏九哥让楚天锁在他面前演的戏。终于，这一日，楚宣柔再也无法再眼睁睁的看着楚天哥哥这么痛苦。趁着楚天刚刚昏睡过去，楚宣柔一脸心疼的看着他。这几日下来，楚天哥哥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每天痛苦无比，而自己只能够在一旁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根本就无能为力。楚宣柔心底十分的不好受，甚至连楚家之人也发现了异样。楚天的生父楚啸风更是多次前来询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对此，楚宣柔也只是粗略的搪塞了过去。楚天哥哥，柔儿一定会救你的。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楚宣柔一脸坚定的说道。语落，便缓缓起身，走出了房门，将其给轻轻关上。在楚宣柔离去之后，床上的楚天眼皮微动，缓缓地睁开了眼。楚天眼神闪烁，那般模样与之前相比，哪还有一点萎靡不振，分明是十分清醒。柔儿，对不住了，日后我会好好的代替楚天的活下去的，这么做只能够牺牲你了。老实说，在这几日里，他吞并了楚天不少记忆后，关于楚天生平的一切，他都大概的有所了解。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喜欢他的养妹，不过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他而言，现在最好的便是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楚天一想到苏九哥的面容，便感到有些忌惮不已。无他，只因为苏九哥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神秘了，手段诡异莫测，不仅发现了自己的存在，更是将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屋外，一道悠扬凄凉的曲子平缓奏起，楚宣柔轻抚着那珍品的龙皇古琴，在其高超出色的琴技之下，这首曲子被其演奏的刻骨铭心，动人心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楚宣柔沉浸在这琴声之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暂时的摆脱离别的悲痛，为今之计也只能够仰仗那位苏公子了。这时，楚家院外的苏九哥与秋莲月注意到了这琴音，同为女子，秋莲月能够感受到这琴音之中的感情。绫罗神体果然非同凡响，这琴音甚至能够调动人的心境，起起伏伏，犹如那被他所拨动的琴弦。秋莲月看向一旁的苏九哥，轻声说道：你打算将那楚天怎么办？苏九哥弟眼眸含笑，淡淡的说道：不怎么办。秋莲月，你似乎很享受这种玩弄他人的感觉。苏九哥闻言一愣，隐约从中听出了莲月的一丝不满。莲月，怎么了吗？为何这几天你怪怪的？秋莲月摇了摇头，上前转过身，紧盯着苏九哥说道：要知道，你无始大帝的儿子，也是这天底下唯一的弟子，对于他们而言，你是他们这辈子都仰望不到的存在。既身为弟子，不应该在这种地方过多的浪费时间。这几日下来，他有些无法理解苏九哥与楚天的虚与委蛇。在他眼里，若是苏九哥真的想收楚宣柔成为侍女，那么直接收就好了，无论是强行与否。所以这段时间以来，秋莲月对苏九哥的行为并没有多说什么，可苏九哥却并没有这么做。对此，秋莲月也只能够理解为他是在享受着玩弄别人于股掌之间的快感。我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身份，对你而言，先天混沌体不止于此。秋莲月十分认真的说道。在说完这句话后，他便轻身离开了此地。苏九哥愣了愣，他站在原地，突然的变得沉默了起来，心中起伏久久不能平息。最后像是明白了什么，苏九哥眼眸骤亮，如醍醐灌顶。是啊，自己可是弟子，从自己出世以来，目标便一直是天命主角。莲月说的没错，自己的确是享受这种掌控他人的感觉，可是浑然忘记了自己最开始的目标分明就是夺得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命主角只不过是成就自己的养分而已。就在这时，尹老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他冒着极大被怪罪下来的风险，一脸谦卑的拱手说道：弟子大人，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苏九哥眼皮一跳，隐隐觉得尹老想要说的与莲月的差不多。说。尹老点点头，恭敬无比的说道：老奴觉得帝女大人所说的不错，弟子大人您这段时日的确是有些在此地逗留过久了。不同于秋莲月，尹老十分委婉的说道。苏九哥面色平静，看不出有什么情绪波动，最后点点头，轻声说道：我知道了。苏九哥地眸闪烁，在接连击杀了几个天命主角之后，看来自己最近的确是有些得意忘形了。人无完人，哪怕是弟子也依旧如此。苏九哥一瞬间想通了，一抹淡淡的白色光芒从他身上闪起，心境有所提升。在这一刻，他那沉寂许久的境界竟然从神王境8重突破到了神王境9重。苏九哥微微一怔，饶是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这么破境。固然其中有楚宣柔琴音的帮助，但更多的是苏九哥对自己这段时日的所作所为进行的反省。地命与天命主角，其中的主次
还是要分清楚的。他看向地上跪着一脸虔诚的尹老，不由得又想起连月之前所说的话：地命吗？这的确是本弟子所要追求的。苏九哥嘴角扬起，有些失笑的说道：可真有意思，尹老，恭喜弟子修为更上一层，入圣指日可望。老奴先前斗胆进言，还请弟子大人责罚。苏九哥闻言大笑一声，心情格外的愉悦。哈哈，行了，本弟子恕你无罪。本弟子修炼路上身边能有如此忠心耿耿之人，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责罚于你？谁说反派身边就没有忠心之人？一味的跪舔谁都会，可为了苏家的未来，尹老更是不惜冒着触怒苏九哥的风险直言。对于那些大族的天骄妖孽来说，根本就不会将尹老这种死士给放在眼里。但苏九哥却是意外的豁达。不得不说，这次的确是多亏了连月与尹老了。尹老的身影逐渐消失于黑暗之中，而苏九哥心情格外愉悦的大步朝着楚家庭院而去。苏九哥地眸微眯，闪烁起一道不易察觉的金芒。楚兄弟，我也玩够了，你也该上路了。说话间，苏九哥重新换上了一副面孔，进入了庭院内。楚轩柔的琴音逐渐平息，在珍品龙皇古琴的加持之下，两者相辅相成，周遭竟然吸引而来不少十分罕见的异兽，正静静的聆听着。不过在感受到苏九哥出现的气息后，这些异兽纷纷四散而逃。楚轩柔抬起了眼，当见到苏九哥后喃喃道：苏公子。苏九哥轻笑着上前开口道：楚姑娘，此次前来，我是有一些事要与你说的。楚轩柔一愣，有些疑惑的说道：什么？苏九哥，这段时日我与师妹也在此地逗留了许久了，师门之中催促的紧，恐怕今日便要离开。嗡！一道十分不和谐的音律响起，琴技超绝的楚轩柔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意外地弹出了一道杂音。苏九哥看了一眼他身前的龙皇古琴，缓缓地说道：在我离开之后，可能对于楚兄弟的病就无能为力了。楚姑娘，还请做决定吧。啊，这么快的吗？楚轩柔似乎有些错愕，他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会来得这么快。苏公子，难道就不能多留几日吗？苏九哥淡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还请楚姑娘理解。我明白了。楚轩柔点点头，美眸透露出一丝挣扎，最后一脸坚定地看着苏九哥说道：苏公子，还是请你出手，救救楚天哥哥。苏九哥闻言眉头一挑，对于他的决定并不意外，而是沉声提醒道：你可做好准备了，去除楚天体内那另一道神魂，我也没有100%的把握。此次成功之后，无论是成功与否，你的命都不将属于你自己。楚轩柔咬了咬红唇，倔强的点了点头。这件事他甚至没有与师门诉说，自作主张。除了楚天与苏公子、邱姑娘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约定。楚轩柔美眸通红，有些湿润，缓缓说道：今日之后，我楚轩柔便苏公子您的人，若有违背，永世不得超生。在得到楚轩柔的确定之后，苏九哥也没有多说什么，嘴角扬起，开口道：我明白了，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进来。简单的交代一句，苏九哥便进入了楚天的房间。在他走后，邱连月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他那绝美的面容已经摘下了面纱，一脸平静地看着楚轩柔。楚轩柔，邱姑娘，邱连月就在这里等着便好，他会帮你的。虽然结果邱连月早就已经知晓，但他还是出言安抚了楚轩柔。邱连月忽然说出了一句令楚轩柔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未来你会感谢这一天的，因为今日之后迎接你的是更为广袤的大世界。绫罗神体不应该只是被束缚在这一小个岛屿当中。10大名琴之一的龙皇古琴虽然身为帝兵，但是在一般人手里根本就发挥不出完美的作用，而在楚轩柔这里不同，可攻亦可守，甚至还能够助人修为。楚轩柔在旁闻言一脸疑惑，满是不解。屋内随着苏九哥的进入，楚天这才脱下了这些时日的伪装，起身上前道：苏公子，我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现在可以帮我解决掉那麻烦的家伙了吧？他口中那麻烦的家伙，自然指的是这具身体原主人楚天的神魂。苏九哥地眸中透露出一丝戏谑，面色如常的点头道：那是自然，本弟子说话算数。苏九哥话里有话，笑着说道：从今日之后，这个世界上将再没有楚天这个人存在。楚天闻言脸色大喜，拱手道：苏公子恩亲，在下没齿难忘，还请公子帮我。苏九哥让楚天安静坐好，神识不由分说，十分粗暴的有一次进入了楚天的识海当中。楚天有些痛苦的咬着牙，紧闭着双目，额头已经满头大汗了。明明不是原主人，可他的毅力却十分的坚韧，没有痛苦的出声。作为老熟人了，苏九哥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他的识海当中，所以很快便轻车熟路的找到了识海之中最中央神魂交融之地。原主楚天的白色神魂在多日的被蚕食之下，早就已经变得脆弱不堪。本来他根本就不惧怕另一道黑色神魂的，可是苏九哥前几日的那一击实在是太过致命。当感受到苏九哥的气息之后，那道孱弱的白色神魂中传来了楚天近乎于哀求的意念：苏兄，救我！外界之中的苏九哥咧嘴一笑，轻声道：楚兄弟，别担心，我这就来救你。那道黑色神魂也传来神念，催促着苏九哥赶快动手。就在楚天心中暗自窃喜，以为自己很快便要代替楚天活下去时，突然间一道磅礴的神识攻击竟然直接将他的神魂给击溃。轰！让人如此轻易的进入自己的识海，除非是自己最为信任之人，否则那就得最好随时被攻击的准备。任谁也没有想到，苏九哥竟然选择放弃对那道白色神魂出手，而是率先灭杀了黑色神魂。楚天双目晦暗，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神魂动荡，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喂，什么？不是说好让我替他活下去？最后像是失去了灵魂一般，楚天就这么直直的倒在地上。砰！叮！
天命主角楚天，穿越者，神魂泯灭，气运值损失2000。叮！天命主角楚天失去双魂共体，气运值损失1000。苏九哥目光平静地看着倒在地上的楚天，脸上没有丝毫感情，淡淡的说道：“恭喜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价值。至于自己之前所答应的事，不好意思，已经不记得了。”苏九哥瞥了楚天，转过身推开房门，朝着屋外走去。当见到已经在外等候已久的秋莲月时，苏九哥微微一怔。莲月。秋莲月身旁的楚宣柔急切地上前，一脸焦急地询问道：“苏公子，楚天哥哥怎么样了？”苏九哥看着他，有些虚弱地叹了口，说道：“楚姑娘，我已经尽力了。那道神魂实在是太过强大，绝非什么普通人。接下来究竟是哪个神魂夺得了这身体的控制权，那就不得而知了。从几天前，苏九哥就有意无意的明里暗里给他灌输这么做失败几率极大的风险，甚至在动手之前，苏九哥还不断地提醒到，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容乐观，到最后可能是那陌生的神魂存活下来也不一定。对此，楚宣柔也是明白的。苏九哥，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接下来的醒来的究竟会是楚兄弟，还是那另一道神魂？只怕……苏公子还请放心。”楚宣柔一脸认真地说道：“我与楚天哥哥自幼便是青梅竹马，无论他变成什么样，我都能够认出来的。在离开之前，我便跟楚天哥哥商量过，我有能够分辨楚天哥哥的手段。”作为穿越者的楚天一直都有些不放心苏九哥的手段，担心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会在自己不注意之时夺回身体的控制权。这几日的相处之下，楚宣柔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可谓已经是拉满，深信不疑自己便是他的楚天哥哥，怕有什么意外发生，所以楚天便暗自留下了个心眼，反客为主。若是自己能够与楚宣柔对上暗语，自己便是真的楚天，否则便是另一道神魂在掌控着身躯。所以对分辨楚天哥哥是否是本人这个问题，楚宣柔还是一点都不担心的。殊不知他从一开始就认错了。楚宣柔看了一眼苏九哥身后屋内躺在地上的楚天，花容失色，惊呼道：“楚天哥哥！”他直接掠过了苏九哥，匆匆来到屋内。苏九哥也没太在意，而是看向一旁的秋莲月，嘴角扬起，但笑着说道：“来了。”秋莲月，苏九哥，今天我们就走吧。秋莲月，苏九哥一笑，上前紧盯着他那平静的绝美容颜，随后伸出手捏了捏他的小脸，真是冷漠啊。莲月，多谢你点醒我了，这楚宣柔的绫罗神体对我有用，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吧。秋莲月语气平淡，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绪波动。随便你。苏九哥就这一直盯着他看了好一会，都没有别的动作。四目相对，这侵略性十足的眸光饶使秋莲月这般性子的人有些受不了，最终无奈像是败下阵来了一般，撇过头去，不再看他。你不是还要处理那个楚天的吗？快去吧。苏九哥见状心情愉悦，大笑一声，点点头道：“好。”说完便来到屋内。楚宣柔正不断试图唤醒昏迷中的楚天，也为楚天那均匀起伏的呼吸让楚宣柔放心了一点。楚天哥哥，楚天哥哥。楚宣柔不断的轻声呼唤。楚天的眼皮忽然动了动，缓缓睁开朦胧的双眼，刚一睁眼，映入眼帘的便是楚宣柔那苦兮兮的俏脸。楚天微微一愣，随后喃喃道：“柔儿，你怎么会在这？这是哪？”见楚天醒来，楚宣柔俏脸大喜，有些激动的说道：“楚天哥哥，您醒了。”因为这几天都是由体内的另一道神魂占据着身体，所以楚天并不知晓其中发生了什么。但此刻，楚天竟然感觉意外的良好。另一道神魂被苏九哥所泯灭，化为养分，不断滋养着自己的神魂，而且脑海之中再也没有那种隐隐约约的微痛感，甚至连一丁点的疼痛都没有。楚天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他有些惊喜的看了看柔，又看了看起身后的一脸笑意的苏九哥，隐约猜到了一些什么。我的病好了。楚天喃喃。一听此言，楚宣柔感到欣喜无比，那俏丽的小脸竟然落下泪花，像是积压许久的压力得到释放。在听到楚天哥哥这么说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楚天哥哥，楚天哥哥，你终于没事了，你的病被苏公子给治好了。楚天此刻还有些懵逼，什么时候治疗的？为何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聪明如他的楚天一瞬间就明白了一切，莫非是苏兄弟在我昏迷的时候把我给治好了？我的病好了。楚天到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身为后天的双魂共体，两者不兼容，他总是能够感受到有某种存在寄宿在自己识海之中，如鲠在喉，可自己偏偏察觉不到，更别说将其给驱逐了。直到遇到了苏九哥，这才让他肯定了一些。而今除了脑袋有些昏昏沉沉的以外，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了。这不就说明正是苏兄弟帮的忙？楚天面露狂喜之色，感激涕零地看着苏九哥，沉声道：“苏兄，是你救了我。”他看向苏九哥，可此刻苏九哥的眼神却格外的陌生。你不是楚兄弟啊？楚天愣了愣，不仅是他，就连他身旁的楚宣柔都错愕了一会。不可能，楚天哥哥自己怎么可能会认错呢？这熟悉的气息和说话的语气都是一模一样。苏九哥脸色冷漠至极，沉声说道：“楚姑娘，看来我们失败了。楚兄弟，怕是回不来了。”什么？楚宣柔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楚天一下子慌了，这是什么意思？苏兄，是我呀，我就是楚天，不是那道分魂。苏九哥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叹气着说道：“别装了，哎，楚姑娘，我早就已经告诉过你，这么做风险极大，哪怕是付出了，也不一定有回报，甚至代价还更为严重。你的楚天哥哥已经死了。”楚宣柔整个人都是木然的，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可这又从苏公子嘴里亲口所说，像是想到了什么。楚宣柔紧盯着楚天，悠悠开口道：“楚天哥哥，你和我之间的暗语，你还记得吗？”楚天彻底懵了，一头雾水的茫然道：“暗语？
什么暗语？柔儿，我何曾与你有过暗语这一说？当听闻此言，楚轩柔的脸色一瞬间就变得阴沉了起来。砰！一股令人心悸的力量从他身体之中迸发而出，猝不及防的楚天瞬间就被这股力量给击飞了出去，接连滚了几圈，这才停了下来。楚天脑瓜子嗡嗡的，他到现在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从地上狼狈不堪的爬起，楚天怔怔的说道：“柔儿，柔儿，你这是做什么？”楚轩柔从地上起身，看都没有看地上的楚天一眼，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他脸色冷漠的站在苏九哥身旁，缓缓说道：“苏公子，楚天哥哥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吗？”苏九哥微微颔首，说道：“我已经尽力了，现在的楚兄弟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在得到苏九哥的确认后，楚轩柔那明亮的美眸失去了异彩，整个人行将就木的娇躯冰凉无比。楚天从地上堪堪爬了起来，不断辩解道：“柔儿，你到底是怎么了啊？我就是楚天啊，和你从小玩到大的楚天哥哥。苏兄，你知道的对吧？你一定知道的对吧？我没有被那具神魂给夺舍。”楚天焦头烂额，目露哀求的看着苏九哥。可当看到苏九哥那淡漠无情的双眼和露出嘲弄笑容的脸时，楚天浑身一震，那是他从未见到过的表情，高高在上，漠视众生，就好像是在看着一只蚂蚁一般。楚天整个人显得有些不可置信。这一刻，他忽然感受到了苏九哥身上那与生俱来、尊贵不凡大势力弟子的气息。这是……苏九哥没有理会楚天的恳求，而是拍了拍楚轩柔的肩膀，轻声安慰道：“事已至此，已经没办法了。我之前就告诉过你，这件事成功的几率10不存1。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双魂共体之中的双魂之争，并非是纯粹的夺舍。此人已经吞噬了楚兄弟的神魂，估计用不了多久，他们两个的神魂便会交融。到时候，楚兄弟的记忆也将被其所继承，神魂与楚兄一般无二。”楚轩柔美眸失去了焦点，喃喃道：“不，这不是楚天哥哥，他根本就不是。哪怕是眼前此人日后拥有了楚天哥哥的一切记忆，甚至连灵魂本质上都是楚天，但他仍然是那另一道神魂。楚天哥哥已经死了。”楚轩柔眼帘滑落下一道长长的泪珠，与楚天自幼时候玩耍的记忆不断回忆于脑海之中，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苏九哥在旁摇头叹息了一句：“哎，你我的约定。楚轩柔，苏公子，谢谢您。这件事我不会反悔的，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有事要处理。”说到这，楚轩柔眼神变得冰冷刺骨的看向了楚天。楚天瞪大大的瞳孔，他还从未在柔儿身上见到过如此陌生的眼神。“不，柔儿，我真是楚天啊，你相信我，我是不会骗你的。”楚轩柔突然悠悠的说道：“天王盖地虎啊！”楚天愣了愣，一时间怔在了原地。什么？当听到楚天那一脸不解之言，楚轩柔心底最后的顾虑也被打消，垂帘着眼眸，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果然，你不是，那是我和楚天哥哥之前所定下的暗号。楚天急了，什么呀？什么天王盖地虎？柔儿，我不知道啊。楚天百口莫辩。噗！一旁的苏九哥差点没有忍住，笑了出来。这算哪门子的暗号啊？苏九哥本来还有些奇怪，那个穿越者还真是个奇葩，到死之前也要恶心原主楚天一手。这下好了，直接省去了自己一番忽悠的机会。楚轩柔酥胸起伏，深吸了一口气，最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一脸坚定地抬起头说道：“楚天哥哥，结束了。”他转头看向苏九哥，轻声说道：“苏公子，可否给我一点时间？”“苏九哥，你想要做什么？”楚轩柔看了一眼地上慌忙的楚天，轻声道：“这毕竟是楚天哥哥的身体，我想亲手结束。”说话间，楚轩柔拿出了那件龙皇古琴。苏九哥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点点头道：“我明白了，这是你自己的家事，就由你自己来处理吧。但你要知道，我们的时间没有多久了。”“楚轩柔，不会很久的。”苏九哥离开了屋内，一道微风连带着房门将他紧闭。楚轩柔美眸含泪，轻抚着手中的龙皇古琴说道：“楚天哥哥，就让柔儿送你最后一程。”楚天瞳孔一缩，失声尖叫道：“柔儿，柔儿，你要做什么？”嗡！一道琴弦被拨动，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下来。楚天整个人僵硬在了原地，瞪大着眼睛，瞳孔中满是惊恐与不解。屋外见苏九哥出来，秋莲月轻声说道：“结束了。”苏九哥，已经差不多了。在两人身后的房间里，忽然响起了悠悠的琴声，那声音充满着悲凉，动人心弦。秋莲月看了一眼那方向，缓缓说道：“现在你满意了，这位楚姑娘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苏九哥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莲月，你知道的，本弟子不是那种好色的人，我在乎的不过是他的绫罗神体而已。”秋莲月，没关系。苏九哥转过身，闭上了眼睛，享受着这凄美的琴音，喃喃道：“等等他吧，很快了。”叮！天命女主亲手击杀天命主角，天命主角楚天陨落，气运值损失4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4000。叮！天命女主楚轩柔好感度增加5，沦陷值增加20，当前好感度85，沦陷度60。随着一首安魂曲的落幕，天命主角楚天被楚轩柔亲手葬送。耳旁响起了系统的声音，苏九哥面色平静如常，没有丝毫波澜，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有些疑惑地问道：“系统，这次怎么没有击杀宝箱？”叮！天命主角楚天不死于主角之手呢，所以不给予宝箱奖励呢亲。苏九哥脸色一黑：“狗系统，你再说一遍。”叮！恭喜宿主获得地品红色宝箱星号1。苏九哥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顺便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反派值。宿主当前反派值50500，回收了夜圣宝物，留下了杀神环、银血地枪5万。在接连收割了2个天命主角以后，
自己现在的反派值格外的充裕，在楚天身上所投资的造化通玄丹与养元魂丹所消耗的反派值也连本带利的还了归来。若非是那件龙皇古琴消耗了自己足8000点的反派值，自己现在的反派值都无限的接近于6万。苏九哥微微有些激动，要知道系统商城里可是有不少连自己都颇为心动的宝物，其中最便宜的地兵仅只需要5000的反派值，诸如自己黑黄渊戟这般极道地兵也不过才花费了1万的反派值而已。强忍着想要狠狠消费一番的冲动，苏九哥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决定等回族之后再说。嘎吱，对面难道房门被打开？楚宣柔一脸失魂落魄的从中走了出来，在他身后的屋内，天命主角楚天不知何时已经断了气，只不过看上去浑身完好，没有一点损伤。安魂曲直接将其的神魂给消灭，现在的楚天只是一具空壳罢了。楚宣柔双眸无神的来到苏九哥身旁，苏九哥看着他开口道：“好了。”楚宣柔点了点头，俏脸复杂的抬起头看着他：“苏公子，楚天哥哥是真的回不来了吗？”哪怕是对自己好感度达到了85，沦陷值60，作为忠贞性格的天命女主，依旧是有些难以忘怀楚天。不过对此，苏九哥也并不着急，反正楚天已经死了。苏九哥点了点头，轻声安慰道：“楚姑娘，节哀。我虽然与楚天兄弟相识不久，可却将他视如己出，当作亲兄弟。只可惜天妒英才，像楚兄弟这般人杰，竟然英年早逝，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楚宣柔美眸有些朦胧，娇躯忍不住的轻轻颤抖，一时间陷入了沉重的悲痛当中。苏九哥没有别的动作，而是静静的看着他说道：“我们该走了。”楚宣柔点点头，有些自责的说道：“苏公子，都怪我，这才让你损失惨重。”苏九哥，没关系，只可惜没有救回楚兄弟，只希望楚兄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不要怪罪于我。楚宣柔勉强的笑了笑，轻声道：“不会的，楚天哥哥是个好人。苏公子，我跟你走，从今日起，柔儿就是你的人了。”叮，天命女主楚宣柔归心，好感度增加10，沦陷值增加20。随着楚宣柔的接受，在他这里的好感度已经接近于100。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他看了看一旁的脸色平静的秋莲月，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奇怪的想法：既然这天命女主都能看，那莲月的行不行？系统，给我看看莲月对我的好感度。叮，回宿主，查看需要消耗反派值500。苏九哥趁火打劫是吧？消耗。虽然有些极不情愿，但苏九哥还是按耐不住心底的好奇，查看了起来。秋莲月的好感度面板出现在眼前，姓名秋莲月，当前好感度120，当前沦陷值0，两个极其反差的数值让苏九哥不由得微微一怔。不过这120的好感度是他所没有想到的，本弟子原来这么有魅力的吗？苏九哥难得的自恋了一下，只是为何这沦陷值是0？系统没有回话，苏九哥也没有多问什么，而是拿出了一件空间法器，将至尊神吼给召唤了出来。吼！至尊神吼一经出现，这巨大的威压便席卷全场。苏九哥看向一旁的秋莲月，开口道：“莲月，你带着宣柔先走，回苏家。”苏家？楚宣柔一愣，当看到那神俊无比、威武雄伟的至尊神吼时，不由得失神了好一会。这是苏公子的坐骑吗？哪怕是在他玄军道域第一势力的天问宗里，那护宗圣兽身上，楚宣柔也从未感觉到有过如此威压的异兽。苏公子到底是何人？苏九哥的神秘让他感到十分的好奇。秋莲月看了一眼苏九哥，微微颔首，轻声道：“我们走吧。”说完便登上了至尊神吼庞大的身躯之上。啊！楚宣柔这才反应过来，有些茫然的一同上去，不解道：“秋姑娘，苏公子这是要去做什么？”秋莲月，他很快就会过来的。楚宣柔这才点点头，随着至尊神吼仰天咆哮一声，直接带着二女化作一道赤金色的太阳，消失在了天际，离开了这片玄军道域之内。望着两女离开的方向，苏九哥地眸闪烁，缓缓道：“尹老，尹老在。”尹老依旧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弟子大人有何吩咐？苏九哥看了眼屋内的楚天，脸色平静，淡淡的说道：“将这楚家也给覆灭了吧。对了，还有此界的那什么天问宗，这两个地方与楚宣柔的牵连太多，他不希望在日后会因为楚家与天问宗的原因影响到楚宣柔什么。”尹老恭敬无比的点点头。在交代完这些过后，苏九哥直接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虹，消失在了原地。尹老看了看四周，至尊境磅礴浩荡的力量从他苍老的身躯之上汹涌而出，犹如滔天的江海。轰！一抹白色的光芒将整个楚家都给淹没于其中。至尊神吼遨游于虚空之上，在其背上的楚宣柔显得有些尴尬。他看向一旁的秋莲月，嘴角张了张，犹犹豫豫的想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止住了。秋莲月的声音十分轻柔的传来：“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明明没有回头，可他背后就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似的。楚宣柔抿了抿唇，沉吟了片刻后说道：“那个秋姑娘，你与苏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个问题他一直都十分好奇，甚至连楚天哥哥到死都没有知道。秋莲月瞥了他一眼，开口道：“地族苏家，你可知道？”苏家，楚宣柔喃喃道，不断回忆着脑海中有关于地族苏家的记忆。可奈何玄军道域的层次实在是太低了一些，哪怕是天问宗圣女的她，也不过只略微知晓地族是什么样的存在。像是想到了什么，楚宣柔惊讶万分的捂着小嘴，美眸大为所震。“秋姑娘，您是说苏公子和您都是地族的人？”“他是，我不是。”秋莲月道。楚宣柔心情翻江倒海，地族，据说无论是哪一个地族，那都是凌驾于诸天万界巅峰的存在，他们所处的道域完全不是玄军道域所能够比拟的，这些都还是他从师父口中听说的。楚宣柔脸色复杂，是万万没有想到苏公子竟然会是地族之人。
他看了看四周寂寥无比的虚空，轻叹道：“我也仅仅只是前往过附近的道域拜访而已，还从未去过这么遥远的地方。地族，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从未想象过的地方。秋莲月，其实地族与你所想的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长青大帝之女，在他眼里，地族无非就是一个有着大地传承的氏族罢了。就如长青大帝本可自己建立一个地族，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创建了不弱于地族的顶级道统——圣虚界太上青帝宗。”楚宣柔看着一脸平静淡然的秋莲月，不由得苦笑一声。像这么角色，惊为天人的女子，想必身后的背景也不在那位苏公子之下吧？毕竟见那苏公子的模样，好像还是很怕这位姑娘的。楚宣柔，秋姑娘，既然你与苏公子都是来自外界，那以你们的身份，为何要前来玄君道域？莫非是有什么值得苏公子注意的东西吗？秋莲月，你说的没错。楚宣柔，啊，那是何物？秋莲月转头看了他一眼，随后没有说话，这让楚宣柔不由得一头雾水，场面一时间尴尬了起来。秋莲月性子恬淡安静，楚宣柔也是不怎么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女子，两个性格皆是忠贞的女子，就这么沉默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秋莲月轻声道：“他来了。”楚宣柔，什么？只见至尊神吼的身后，一道金色的流光破空而来，落在了二女身旁。走得挺快的嘛。在让尹老处理完楚家与天问宗过后，苏九哥紧随其后，他淡笑一声，朝着两女说道：“楚宣柔，苏公子，您来了。”苏九哥看了他一眼，点点头笑道：“宣柔，想必莲月也跟你说过了吧？我们的身份。”楚宣柔微微颔首，轻声道：“苏公子，想不到您身份如此不凡。”苏九哥不在意的大笑一声，说道：“哈哈，还好吧。楚姑娘，为了救楚兄弟，我已经尽力了，甚至不惜动用了我族的至宝，让你这么做，可真是有些委屈你了。”楚宣柔摇了摇头，说道：“没关系，苏公子，这些本就是我们一早答应好的。”他也不想让苏九哥太过为难，或许这就是命吧。连地族之人都无法挽救楚天哥哥，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苏九哥，你能够这么想，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楚姑娘你放心，在地族之中也不用你做什么，无需太过见外。自己的初衷也不过是让楚宣柔辅助修炼而已，何况楚宣柔的修为也不算低，也可以替自己传达消息。苏公子，其实可以不用叫我楚姑娘的。楚宣柔低垂着眼眸，轻声道：“叫我宣柔就行了。”苏九哥轻笑一声，没有多说什么。一路上，他与楚宣柔介绍了一下地族苏家，虽然只不过是简单的几句只言片语，但从苏九哥的话语之中，楚宣柔不难想象到地族苏家在这诸天之中是个怎么样的存在，听得美眸可谓是异彩连连。至尊神吼速度不满，穿越了众重天，很快便来到了苏家所在的圣皇道域之外，进入其中。刚一进入圣皇道域，楚宣柔便被此地充裕无比的灵气给震惊了，好磅礴的灵力！圣皇道域作为苏家族地，其中的天地灵气比玄君道域不知道高出了多少个层次，甚至这天地灵气之中还有那一丝先天子气的存在，令人心神宁静，不易滋生心魔。此地无疑是最为适合用来修炼与感悟天地。楚宣柔美眸闪烁，他有感觉，若是在这里待上几天，对自己的修为与琴谱的领悟也大有裨益。念及此处，楚宣柔不由得转头看向了苏九哥与秋莲月两人，他们二人皆是一脸平静，见怪不怪了的样子。楚宣柔好奇地打量着圣皇道域内的一切，至尊神吼一路前行，朝着此界灵气最为充裕之处而行，来到了一处坐落着一座宏伟古老的宫阙之地。在这里，云雾缭绕，如登仙境，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竟然已经化实，呈现出一层层白蒙蒙雾状的形态，看上去飘渺出尘，壮观无比。至尊神吼如同骄阳一般耀眼神俊的身影一经出现，便引得了下方一众苏家小辈们的注意。那是神吼，是弟子大人的至尊神吼！弟子大人回来了！下方正在练功的苏家小辈们欣喜若狂，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个消息便传遍了整个苏家。苏阳宇抬头望着天空上那耀眼无比的身影，眼神有些火热，不过还是一脸严肃地看着一众年龄不大的孩童，沉声训斥道：“都给我在这里好好修炼，不可耽搁，我去就回来。”说完便化作一道流光，紧随着苏九哥的方向而去。此刻的苏家族殿内，一众苏家长老与族长正在如往常一样开着会议。因为垄断了一整座仙谷遗迹的原因，现在整个地族苏家可谓是蒸蒸日上，日渐昌隆。从内到外，几乎所有人的实力都提升了一个层次。这段时间在太原仙境里所开采出来的资源更是不计其数。族长苏天整日红光满面，就如同重新焕发了第二春一般。当听到外面那喧嚣吵闹的声音时，苏天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地开口道：“怎么回事啊？这么吵？”有苏家长老笑呵呵地说道：“想来应该又是那些孩子吧？前段时日让他们去那仙谷遗迹之中，可谓是将他们给玩疯了。”有耳尖的长老细细听来，说道：“咦，不对，他们好像是在说什么弟子？莫非是弟子回来了？”什么？苏天瞳孔骤亮，唰的一声从座位上站起，大声道：“快去看看！”至尊神吼上方，楚轩柔望着下方的一幕，心神震撼。弟子？为何他们都在喊弟子大人？楚轩柔看向一旁笑盈盈的苏九哥，心中莫名的涌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猜想：莫非？至尊神吼缓缓落地，停留在了苏家主殿外空旷的地方。恰好这时，族长苏天带领着一众长老匆匆出门而来，一眼便看见了弟子大人得专属坐骑，纷纷大喜过望。弟子，真的是弟子，弟子回来了！一众人大步上前，赶忙前来迎接。我等参见弟子大人。苏天激动无比的高声道。当听此言，楚轩柔美眸满是震惊与错愕之色。眼前这群，无论是其中随便哪一个，
气息都深厚如渊，恐怖无比，完全不在自己天问宗大能之下，甚至更高。而这些人竟然称呼苏公子为弟子，这是……下来吧。身旁传来苏九哥的身影，苏九哥与秋莲月两人就这么自然从至尊神吼上落下。苏天与一众苏家长老恭恭敬敬的一拜，见过弟子，见过帝女。对于秋莲月，一众长老们可谓是十分有好感度，在所有人心中，这几乎都已经是钦定未来的弟子夫人了。苏九哥微微颔首，发现楚宣柔并没有跟上，于是乎转过头去，开口道：“愣着做什么呢？”啊！楚宣柔这才反应过来，木然道：“来了。”见来人，一众苏家长老们脸色透露出疑惑。弟子大人身边何时又多出一位女子了？苏天，弟子大人，这位姑娘是……苏九哥淡笑一声，说道：“这位是楚宣柔姑娘。”别的，苏九哥倒是没有过多的解释些什么。在场的无一部都是人精，自然是明白弟子的意思，心照不宣。宣柔，这些便是我苏家的长老了。这位是族长。苏九哥淡淡道。楚宣柔何曾见过这般大场面，一时间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有些畏畏缩缩的喃喃道：“见过族长，长老们。”苏天哈哈一笑，毫不在意地说道：“既然是弟子大人带了人，那便是我弟族苏家的客人，弟子可否要给他安排住处？”苏九哥闻言，看了一旁的楚宣柔一眼，思索了片刻后开口道：“不用，本弟子自有安排。”他打算将他安排在自己隔壁的住处，就跟南宫晴一样。苏九哥看了看四周，有些疑惑地说道：“晴儿呢？”苏天笑着说道：“弟子大人，您有所不知，南宫姑娘作为苍穹仙族之人，又曾经进入过一次，对这仙古遗迹可谓是十分了解。想来现在应该还在那仙古遗迹之中探索，没有回来呢。”苏九哥点了点头，摆手道：“也好，你们就先退下吧，将宣柔带到我住处去，顺便让她了解一下我苏家。我和连月还要去见一趟父亲大人。”帝君，众长老心里一惊。苏九哥朝着楚宣柔轻声道：“我与连月还有一点事要办，一会他们会派人带你熟悉一下这里的，以后你就在这生活了。”楚宣柔低着头，声细如蚊：“呢。”在交代完之后，苏九哥看向了身旁的秋莲月，说道：“我们走吧。”秋莲月微微颔首，两人便一同前往了苏家祖地之中。苏九哥沟通了父亲所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道神念，试着感应起了父亲的位置。父亲在祖地的最深处闭关修炼，参悟那从未有人达到的无人之境。大地之上，可以说整个苏家之内，除了苏九哥，无人能够寻找到苏黄吉的身在何处。这时候，本来心情宁静的秋莲月莫名的忐忑不安了起来，犹豫了一会后说道：“要不还是算了吧。”苏九哥有些不解：“为何？”“我想以父亲他老人家性格，若是见到你，一定也很开心的。反正迟早要见的嘛。”秋莲月心里扑通扑通的直跳，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好像是怕苏黄吉不喜欢自己似的。见苏九哥都这么说了，秋莲月只好低着头轻声道：“好吧。”两人静静的等候在原地，周围的力量突然剧烈的波动了起来，像是感觉到了什么。苏九哥地眸一亮，笑着说道：“来了。”秋莲月变得更为忐忑了，一道中气十足的长笑声传来：“哈哈，无儿，又有什么事唤为父前来啊？”苏黄吉的声音如雷贯耳，震得人心神皆颤。同一时间，在苏家祖地的最深处泛起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如同冉冉升起的旭日一般，哪怕是离得老远，也能够感受到其中那磅礴无比、伟岸无上的力量。一道炽烈无比的金色太阳隆隆而来，在那之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如今诸天之中当时唯一存在的古之大帝苏黄吉。苏黄吉十分气派的登场，大笑道：“无儿可真是想死老子了。这段时日在外面过得如何？还算顺心吧？”苏九哥、海星看着眼前这满头华发、气息古老、充满压迫力的老人，不知是不是老爹使用了造化神液的原因，苏九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老爹现在的状态十分不错，不仅是佝偻的身材变得挺拔了些，甚至连之前那浓郁的死气都淡化了不少，犹如重新焕发第二春一般。但饶是如此，苏九哥还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吐槽道：“爹，你就这么随便动用地力，真的没有问题吗？”他还希望自己老爹多活几年呢。苏黄吉大笑一声，上前拍了拍苏九哥的肩膀：“好家伙，这一巴掌下去，疼的苏九哥可谓是龇牙咧嘴，差点没给他拍碎了。”苏黄吉，哈哈哈，无儿，为父现在的状态可是好得很啊。本来我以为想要触及到那大地之上的境界，至少也需要5-6万年，现在看来，不出5000年便能够尝试了。苏九哥闻言，眼眸闪烁，关心道：“有把握吗？”苏黄吉点点头，笑眯眯地比划了一个手势。苏九哥瞳孔一缩，有些难以置信道：“10成把握。”苏黄吉摇了摇头，爽朗笑道：“1成。”苏九哥，他本来还以为有着自己的造化神液的帮助，能够提前的感悟大地之上，老爹至少也有个4-5成的几率，却没想到成功率竟然会这么的低。苏黄吉倒是十分豁达，毫不在意地说道：“无儿，你可知道这一层的机会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了，这还是多亏了你那些造化神液的帮助。不过你放心，这么久都过来了，老子还会急这一下吗？造化神液它这里还有20多滴，若是全部使用，怎么说也得有个5-6成的几率。不过这些东西，哪怕是身为大帝的他也无法保证。若是在儿子面前吹牛逼失败，到时候嗝屁了，那岂不是很没面子？”苏九哥思索了一会道：“我还有一些造化神液，父亲需要吗？”苏黄吉笑着摇了摇头，在他心里，造化神液乃是无价之宝，九哥给自己50滴已经完全足够了，5-6成的几率都无法突破成功的话，那再多的造化神液也没有用。与其都交给自己，倒不如让九哥将剩下造化神液都自己留着，也好对他日后成就大帝或者大帝之上有所帮助。
父子两个有所想，过了一会，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咧嘴一笑，说道：“父亲，你看我带谁来了？”说着，他便将一旁一直低着头没有言语的秋莲月给推了上来。苏黄吉毫不在意的摆摆手道：“哈哈，吾早就注意到这女娃娃了，年纪轻轻便深入圣境修为，哪怕是在你那个时代也极为少见。不错，的确适合做我苏家的儿媳妇。”苏九哥愣了愣，看来父亲暂时还没认出莲月，有些忍俊不禁的说道：“父亲，你再好好看看，她是谁？”苏黄吉听闻，眉头一挑：“哦，莫非这女娃娃为父认识？”苏九哥，自然。苏黄吉目光灼灼，直视着秋莲月看了好一会。秋莲月眼眸有些闪躲，不敢直视苏黄吉的目光。不得不说，这父子俩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地眸锐利如剑，哪怕是已经是一位晚年大帝，眸光中依旧是不怒自威，充满着磅礴的气势。只是在岁月之下，记忆中那神武不凡、霸道豪迈的无始大帝已经大变了一个模样。秋莲月轻声道：“无始伯伯，伯伯。”当这句话一出，苏黄吉愣住了，他一时间停顿在原地，待了好一会才反应了过来，开口道：“女娃娃，叫我什么？”脑海中忽然想起长青那个老东西，犹如瓷娃娃一般充满灵气的小女儿。苏黄吉目光大震，两家交情颇深，苏九哥与秋莲月小时候更是经常玩耍。只可惜到后来，随着黑暗面的入侵，苏黄吉便很久没有去长青大殿的拜访，所以他也不曾知晓秋莲月长大的模样。可现在，眼前这女子竟然与记忆中长青大帝之女有几分相似。苏黄吉那昏暗的双眸突然间变得骤亮无比，像是想到了什么，有些不可置信的大喝道：“你是月丫头？”苏九哥在旁见老爹这番模样，笑了起来。秋莲月有些腼腆的点了点头，轻声说道：“轰！”这话无疑如同一道雷击，能够让苏黄吉失态的事不多，长青大帝之女算一个。自己精心为宝贝儿子所挑选的未婚妻，想当年自己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断的给幼年的苏九哥做着思想教育，想让儿子将长青那家伙的宝贝女儿给拿下。只可惜将九哥封印进太古神渊后，长青大帝的那女儿自己也从未见到过，而且每次问那个老东西都是神秘兮兮的，不肯告诉自己，甚至到他嗝屁的时候都没有说。于是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苏黄吉不曾想到自己竟然还能够有一天见到自己最为满意的儿媳妇，别提有多激动了。好啊！苏黄吉痛快至极的长啸一声，声炸如雷，震得苏九哥脑瓜子嗡嗡的。昏暗的老眼骤亮，苏黄吉上下不断打量着秋莲月，无论是修为还是容貌，皆是越看越满意，眼中止不住的欣喜之意，说道：“好啊，月丫头，想不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你这孩子在帝洛时代的时候到底去哪了？”秋莲月，当年黑暗入侵，天道不全，父亲怕我的体质引起混沌魔神的注意，便将我封印在太古神渊无边之海深处。无始伯伯，我也是最近才苏醒过来的。帝洛时代黑暗中的混沌魔神最为喜欢的便是类似于苏九哥、秋莲月这般强大无比的特殊体质本源。长青大帝作为丹帝，在战斗力方面自然远不是苏黄吉的对手，连为了自己宝贝儿子曾将阴暗面打碎大半的苏黄吉，最后都不得不将苏九哥给封入太古神渊之中。一方面是为了苏九哥的安危，另外便是因为此事无法正帝，也无怪乎长青大帝会这么做。虽然心中早有预感，但在听闻后，苏黄吉瞪大了眼睛，地眸还是有些愤然道：“好啊，我就知道，长青那个老家伙还骗我说把你送去太古仙域去远离纷争，亏得我那时候还特地跑去了他们竞技神族一趟，把那群老东西吓得半死。以长青大帝的财富，他早就该想到的。这老小子还是那么……”说到这，苏黄吉似乎想到了什么，看着一脸平静的秋莲月，赶忙闭上了嘴。他一时间给忘记了，长青大帝早在2万年前就已经陨落了。苏黄吉嗨嗨了2声，认真无比的看着秋莲月说道：“月丫头，我与你父亲乃是至交，以我们两家的交情，在我苏家就跟在自己家一样，不必有什么拘束。以后你就是我苏家的神女，有吾为你撑腰，其他的什么根本就不用担心。”他声音温和无比，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女儿一般。神女？苏九哥脸色古怪的看着父亲，这是做什么？见秋莲月没有回话，苏黄吉瞥了一眼一旁讪讪的苏九哥，不动声色的淡淡道：“九哥，你何时找到的月儿的？怎么为父现在才知道？”见宝贝儿子与月丫头的模样，苏黄吉不难猜出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莫非是你欺负了月丫头？听老爹的口气不太友善的样子，苏九哥大感不好。不是，前一秒还和颜悦色关心着关心那的老爹，后一秒直接跟换了个人似的。有父爱，但是不多。苏九哥颇为无奈的耸耸肩，说道：“我可没有，真的，不信你问他。”苏黄吉紧盯着苏九哥看了好一会，状若不惊，沉声道：“跟我过来一下。”随后直接换上了一副和蔼和善的面孔，笑眯眯的朝着秋莲月说道：“月丫头，你在这里等我们一会。”秋莲月十分听话的点了点头。苏黄吉与苏九哥这对父子俩来到了一旁不远处。苏九哥叹了口气道：“父亲，我是真的什么也没做啊。”苏黄吉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为父说的是这些吗？”苏黄吉转头看了不远处的秋莲月，回过头来大笑道：“哈哈哈，乌儿，看来你的确是没有忘记为父的教诲啊！快快跟为父好好说说，你们是何时见到的？”苏九哥愣了愣，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啊，他还以为老爹这是准备要训斥自己一番。苏九哥将一切给从实招来，从在那仙古遗迹之中遇到秋莲月开始的事，大概都说了一遍。苏黄吉在旁听的可谓是津津有味，时不时还啧啧赞叹道：“不愧是我苏黄吉的儿子，做得不错。”显然是十分满意。不过儿子，为父可告诉你，月丫头可是吴青眼看着长大的，我们两家更是至交。月丫头性子恬淡单纯，
虽然现在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你可万万不能够因此而亏待他，知道吗？苏黄吉是相当认真的说道。我知道，连月其实挺好的，苏九哥说道。老实说，对于邱连月，虽然谈不上爱得入骨，但最起码好感肯定是极大的。而且以两家的交情，自己和连月的关系，两家早就已经心照不宣了。但父亲，你刚刚那是何意？要封连月为我苏家神女？苏九哥问。苏黄吉，傻孩子，现在长青那个老东西又不在了，月丫头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这不得给她一个合适的名分吗？反正又没什么损失，先用这名分把月丫头给绑在我们苏家，省得跑了。苏九哥越听越不对劲，到最后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道：“这是自己父亲。”不过最后想来也是，苏黄吉在自己很小时候就给自己灌输娶一人负全家的思想，也是个老狐狸。苏黄吉一脸慈祥的笑容，看上去就像一个关心自家孩子终生大事的老父亲，有些试探地问道：“吾儿，为父问你，你们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苏九哥呼吸一顿，没好气地说道：“不是，您问这么多做什么？顺其自然。”见宝贝儿子的模样，苏黄吉嘴角扬起，笑着说道：“说的也对，月丫头的天赋可比长青那家伙高出了不知多少倍，又是先天道胎圣体。吾儿，你们两个简直是先天的绝配，趁为父还活着，你要尽快将他拿下，到时候你们两个婚礼为父要亲手给你们操办，争取早点让我抱上个宝贝孙儿。”哈哈哈！苏黄吉愉悦地大笑一声，他是真的十分期待苏九哥与邱连月两者之间的结合究竟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绝世妖孽。苏九哥不禁无语，以父亲的寿元，竟然还会着急这些，突然有种想要逃离此地的冲动。父子俩寒暄了一会，随后苏黄吉无微不至地关心着邱连月，两人又相聊了许久。不知过了多久，苏九哥实在是忍受不了，说道：“行了行了，父亲，您老可以回去闭关了，时候不早了，我和连月就先回族里去了。”苏黄吉有些不悦道：“急什么？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见到月丫头，老子高兴乐意。照这个架势看下去，最起码还得再聊几个时辰。”邱连月看了眼苏九哥，轻声道：“无使伯伯，今日我看就到这里吧，我以后再过来看您，行吗？”苏黄吉都将邱连月给认定成自己的儿媳了，自然是不会拒绝她。闻言沉吟了一会，点点头大笑道：“哈哈，说的也是，瞧我这一把老骨头的，一时间实在是有些太开心了。”苏九哥朝着父亲告退一声，开口道：“走了。”苏黄吉摆摆手：“行了，记住为父说的话。”苏九哥知道了。说完便转头看向一旁的邱连月，轻声道：“我们走吧。”邱连月点了点头，两人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目送着二人的离开，苏黄吉心情十分不错。就在他准备重新回祖地深处闭关之时，叮，清脆的声音响起，一个白玉瓶滚落在地。这时苏黄吉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拿起地上的白玉瓶，瓶中装着的竟然都是造化神液。苏黄吉微微一怔，忍不住失笑，喃喃道：“这臭小子！”随后大笑一声，化作一道赤亮无比的金色神芒，消失在了原地。苏九哥带着邱连月回到了居住之地，一路无话，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苏九哥忍不住开口问道：“连月，怎么了吗？为何回来之后你就好像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邱连月看了一眼他，轻声道：“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了。”苏九哥微微一怔，有些不解地询问道：“你要去哪？”邱连月美眸平静，缓缓说道：“回圣虚界一趟。”苏九哥皱了皱眉头道：“圣虚界？”他知道那是何地，曾经长青大帝与连月便居住在那里，那也有着长青大帝的道统存在。只是父亲早就告诉过自己，太上清帝宗随着长青大帝的陨落之后便日渐没落，现如今早就已经不复存在。圣虚界也从曾经的极位道域跌落至连下位都有所不如，无人居住。而太上清帝宗的遗址也早就被无数人给窥探搜刮过宝物，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到现在诸天之人都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道域了。苏九哥，为何？连月，你父亲的道统已经消亡了，圣虚界现在也变成了一片荒地。虽然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实，但却是如此。道统势力不同于地族世家，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大帝辉煌一时的道统，在长青大帝陨落以后，缺少了领导者的凝聚力，也免不了鸟兽四散，逐渐走向分崩离析。而地族不同，大家皆是同姓之人，有着血缘关系，那么意义就不一样了。哪怕是没落了，只要血脉还在，家族便在。而且只要在同族之中重新出现一个天赋妖孽的出色领导者，便又可重新恢复辉煌，甚至更进一步。这也是为何地族世家久经不衰的原因。邱连月面色平静，轻声说道：“我知道，但在圣虚界那里有着父亲所给我留下的东西，那是在我进入太古神元前，父亲曾告诉过我的。”苏九哥瞳孔一凝，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他：“你是说长青大帝还有财富留着？想来也是，以长青大帝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抵得上好几个古族的全部底蕴了。作为帝落时代唯一的丹帝，长青大帝人脉极广，更是不乏有大帝级别的人物请求他炼制丹药，怎么可能只给他唯一的女儿留下这么点东西？而且以大帝的手段，想要将这些宝物所隐藏起来，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邱连月，那是嫁妆。苏九哥心神皆震，以长青大帝的手笔来说，所留下的宝藏不可能会比一整座仙古遗迹少，最起码光是帝丹便是仙古遗迹之中所没有的。现在就要去吗？苏九哥问。邱连月，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应该不会耗费很久的时间的。苏九哥盯着他好一会，沉吟片刻后道：“那好，我让人跟着你，你一人去我不太放心。”邱连月，不必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以他入圣境的修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几乎都已经是相当于老祖级别的存在了。诸天之中所能够威胁到他的还真不多。
最起码那些至尊都是各大超级势力底蕴级别的存在，不会轻易出手。见他心意已决，苏九哥微微颔首道：“既然如此，那就去看看吧，毕竟是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秋莲月，那我走了。他性子果断，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准备离去。等等，苏九哥叫住了他。秋莲月停住了。苏九哥，若有什么事，记得通知我，路上小心。秋莲月点点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苏九哥地眸闪烁，一股复杂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油然而生，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忽然一顿，脸色变得有些古怪的喃喃道：“等一下，我是不是给忘了？这家伙是个路痴啊！”苏九哥，尹老，尹老的身影悠悠浮现，弟子大人在，有何吩咐？苏九哥眸光悠悠，缓缓说道：“将这件事告知给一组他们，让他们派个人替我保护好连月，不要被他发现。还有，连月不许有事，知道吗？虽然秋莲月修为不俗，还有自己给他的地级防具与灵仙群，寻常人根本就无法伤害到他，但保不准会有什么意外发生，这是苏九哥所不想见到的。让苏家老祖一同前去，就稳妥了许多。”尹老点点头，恭敬道：“明白了。”说完便引入黑暗之中。苏九哥想了想，咧嘴一笑，摇头失笑道：“哎，等我闭关后一同前去不行吗？非要走得这么急。”他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宫阙，刚一踏入庭院，便听到一道柔和悦耳的琴音声。龙皇古琴所弹奏出的音乐，仿佛给这方天地渲染上了一层姿色。百鸟朝凤，各种仙琴异兽停落在庭院之中。苏九哥大步走了过去，当见到正在专心弹奏的楚轩柔时，笑着坐了下来，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楚轩柔停了下来。这中途停下的曲子让苏九哥心痒痒的，有些疑惑道：“为何不接着弹了？”楚轩柔有些腼腆的一笑，然后接着弹奏了起来，一曲动人。随着曲音的落幕，苏九哥淡笑着俯首称赞道：“能够聆听楚姑娘的琴音，可真是令人心神宁静，十分享受啊。”楚轩柔一脸认真的说道：“苏公子若是喜欢，轩柔可以天天弹奏，这本就是轩柔该做的事情。从答应跟随苏九哥而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成为对方侍女的准备。而且在路上，楚轩柔更是初窥到了苏九哥的身份有多么尊贵不凡。像这般存在，为了救楚天哥哥，都得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其中的付出根本就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所以楚轩柔心中更是愧疚亏欠。叮，天命女主楚轩柔好感度增加10，沦陷度增加10，当前好感度95，沦陷度70。系统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苏九哥不由一怔，什么情况？他并不知道楚轩柔心中所想，不过他也没有太过在意。若是这天命女主能够完成自我攻略，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苏九哥缓缓起身，笑着说道：“好了，我要闭关一段时间，若有什么需求，告诉族长长老们便可以。你先在这里慢慢适应一下。”楚轩柔微微颔首：“苏公子，我知道了。”安静庄重的古老大殿内，苏九哥位居于上方，打开了系统商城。系统商城的界面出现在了视野之中，琳琅满目，其中无数珍贵无比的至宝数不胜数。在一众宝物面前，苏九哥为难了好久。自己这5万的反派值，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其中有些神品体质与起源级至宝，哪怕是连他也看得有些火热。可那些少说也需要数十万的反派值。犹豫再三，苏九哥的目光还是停留在了那一门功法之上——混沌经。评价：共9篇，不好评价。牛逼牛逼就牛逼完事了。修炼后可在灵台凝聚混沌道果，强化神识，所用真气转化为混沌之气，演化万千，逆夺造化。要求：唯有先天混沌神体或肉体凡胎才可修炼，对天资要求极高。需要反派值10万，10万反派值。这门功法是苏九哥在很早之前便注意到的，之前之所以并不着急，那是因为父亲的无始地经完全足够使用，而现在不同以往，自己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神王境9重，距离入圣只有一步之遥。但凡入圣，便需要凝聚道果。对于苏九哥来说，可以选择的道果有很多种，无始地经固然能够让自己得到无始道果这般强大的存在，但并非最为适合自己的。而这混沌经便能够从而凝聚出混沌道果，完美契合自己的先天混沌神体。只可惜反派值一直不太足够。苏九哥沉吟了片刻，试探性的说道：“狗系统，我要这混沌经。”叮，您的反派值余额不足，请充值。这边建议您分期购买混沌经残篇呢，并不影响。还能分期？苏九哥脸色一黑。在一番交谈过后，苏九哥花费了足足3万的反派值，总算是如愿以偿的得到了混沌经。叮，消耗反派值3万兑换混沌经，当前反派值20500。混沌经残篇1、2、3，得到了，但没有完全得到。脑海之中涌现出了一道道晦涩难懂的大道铭文，那些古老的金色符文拼凑出了一副残卷。苏九哥也没有太在意，有了这混沌经的前3篇，已经完全足够自己凝聚出混沌道果，跨越入圣境了。苏九哥将岁月轮祭出，岁月轮高高的悬挂身后，一道苍黄色的领域将其给笼罩于其中。在岁月轮的神力的催动之下，这片空间时间与外界的流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九哥闭上了双眸，开始参悟起了混沌经。不得不说，混沌经的繁杂程度，对连能够在几天时间内完美领悟一门地级神通功法的苏九哥来说都有些吃力。在消耗了一定量的反派值辅助后，这门混沌经果然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日里，苏九哥闭门不出，楚轩柔也是有感，十分懂事的在外发挥起了自己绫罗神体的作用。他的琴音能够辅助人修炼，使人更好的进入无我状态，感悟天地。就这样，在重重 buff 的加持之下，苏九哥识海之中终于凝结出一枚宛若金丹一般大小的混沌道果。那枚道果充斥着古老神秘的气息，线条巧夺天工，
浓郁的混沌之气不断朝其中汇聚，一直到成型完整。嗡！从苏九哥身上蓦然倾泻出一股磅礴浩荡的气息，胜利在不断涌现。在外弹坐着的楚宣柔似有所感，望着那被金色神芒所笼罩的宫阙大殿，美眸失神。圣境的气息，他一直以来都不能窥探到苏九哥的修为，可这一次，他清楚地感受到了那浓郁至极的力量，唯有入圣才能够使用的圣力。大殿之中，苏九哥缓缓地睁开了双目，眸光悠悠，包罗万象，似有日月星河轮转，满头金发变得更为璀璨耀眼，洒落于肩膀，面容俊美妖邪，棱角分明，剑目星眉。入圣境，自己气海之中的无始真气已经全部转化，混沌道果也将随着境界的突破变得愈发的强大。苏九哥看向了自己的右手，指尖盘旋着一缕灰白色的混沌之气，那缕混沌之气变化莫测，演化万千，逐渐变成了赤红色、金色、黑色。先天混沌神体能够随时的切换体质，神魔气息、黄天金更气、吞噬魔气。苏九哥嘴角微微扬起，显然是对现在的状态满意无比，开口道：“系统打开面板。”定。主人苏九哥，身份地族苏家弟子，无始大帝之子，境界入圣境一重，体质先天混沌体、亘古长青体、黄天神体、吞噬神体、不灭神魔体、因果神谋，100003000，黄金圣血100002000，寿元21211939，功法混沌经300005000，无始地经1000010000，魂主印记1000010000，乱戟八荒1000010000，逆道13级3000，邪荡3000，乾元金身1000。宝物地品红色宝箱星号1，黑黄渊戟，银血地枪，杀神环，万渊墨灵甲，造化神液星号20，斩圣荆棘，震天灵珠，上清地剑，清地丹。反派值19000。入圣境一重。在突破以后，苏九哥心情愉悦，有些迫切的想要找人练练手，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秋莲月。苏九哥叹了口气，唉，莲月还是走早了。在拥有了系统和岁月轮以后，先天混沌体与先天道胎圣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距，修为提升速度也被缩短。可以说，现在若是能够对上秋莲月，苏九哥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将其击败。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微微一愣，等等，自己不是还有一个选择权吗？按照系统所说，这选择权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指主角，并且绝非是如楚天那般弱小的天命主角。苏九哥不由得咧嘴一笑，暗暗期待了起来。系统，我该怎么使用那次的选择权？定。宿主可以选择下一个天命主角的性别、容貌、身材以及难度等级，难度等级将决定所搜索天命主角的性格与成长经历。苏九哥微微一怔，身材、容貌，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呢？带着一丝好奇，苏九哥开口问道：“系统，如果我选择最高难度的天命主角会怎么样？可能、应该、大概会。”算了。苏九哥一脸黑线，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行了行了，给我强度拉满。总是像楚天叶圣那样的小杂鱼，对付起来也不太符合本弟子身份，太过无趣。”定。使用选择权成功，正在为宿主搜索相对应天命主角，希望这一次的天命主角能够让自己满意。像楚天叶圣那般的天命主角，对于他们来说还只能够算得上是前中期，以自己神王境的修为就这么过去，未免也太过降维打击了。苏九哥暗暗想到。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定，搜索成功，正在查看对方面板信息。”突然，苏九哥的意识被拉入了一片朦胧混沌的空间当中，像是穿越了层层浓雾，他的视野降临到了某处不知名的地方。这是一片静谧温宁之地，周围云雾飘渺，有着一棵棵倒垂着的松柳，一望清澈，散发着氤氲雾霭的池水。苏九哥的视线不受控制的被聚焦在了一位青年身上。青年面容坚毅，皮肤呈现出古铜之色，黑发披肩，身材高大挺拔，身着一袭漆黑如墨的华服，气质不凡如渊，充满着雄厚沉稳的力量感。在他面前，赫然矗立着一块漆黑色古老的石碑。青年双眼紧闭，像是在参悟着什么似的。粗略一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可苏九哥却感觉到了其中的一丝不对劲。在其周围的空间似乎有着若有若无的波动涟漪，似乎都在以那个青年隐隐为首。这便是选择权所找到的天命主角。定。姓名莫其空，身份竞技神族天子，族长之子，天命主角，年龄29，性格稳重、理智、多疑、媚控、杀伐果决，境界神王境9重，体质空皇神体，太古仙域10大竞技神体之一，天生掌握空间大道，能够进一步领悟秩序神则。其神体能够影响掌控周围空间，一步跨越星河，只要在拥有空间之地，便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哪怕是在虚空中也能施展神通，手段变化莫测，拥有通天之能。功法大须臾经、残、虚空宝术、断骨铸魂法、大切割、天焰弓术、四方止戈、无量界允、万里顺步。宝物虚空珠、堕日弓、镇劫神链、裂空斧钺、大须臾经、残篇。生平经历太古仙域末期族弃子，自幼抱经摧残欺凌，与妹妹因血脉不纯被抛弃，被一对奴隶夫妇所收养在族中。偶然间，妹妹遭受到奴隶主的欺凌之时，受到激怒，觉醒空皇神体，以切割之术将奴隶主碎尸万段，从此走向崛起，一发不可收拾。因幼年经历习得弓术，生性理智谨慎，怕遭人妒忌斩杀，一直隐藏最大的秘密空皇神体，从不动用空间神通，而是以弓术斧钺杀伐世人。
19岁突破至道宫境，带领妹妹回族，依旧遭受到冷嘲热讽鄙视，靠着超凡的战力越级击杀斩元境妖孽，打脸曾经瞧不起自己的众人。20岁突破斩元境，22岁突破虚神境，27岁突破神王，一路高歌猛进，横推莫奇族一众天骄，从而得到重视，拥有参加神族天子的名额争夺。28岁争夺名额时遭人算计，妹妹被人挟持，一怒之下击杀数位长老子嗣，差点被废除修为，9死1生。最终事情闹大，惊动族中，老祖出面才将此化解，成为天子，一雪前耻。当前气运值18万。对于万奇空的生平经历，苏九哥倒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经典的天命主角废柴变天才流，只是当看到他那足足18万的气运值时，苏九哥地眸骤亮，迸发出摄人的光芒。18万，除了连月以外，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气运值如此庞大的天命主角。苏九哥沉吟一会，很快便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天命主角的气运值是会随着本身的提升，包括天命女主在内而增加的。就比如之前的叶盛获得了大地传承，气运值就爆然增加，境界提升，获取宝物，天命女主的成长。而这莫奇空几乎已经算得上是中后期的天命主角了，经历过无数机缘危险，所以有18万的气运值倒也不怎么奇怪。妹控吗？苏九哥喃喃道。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他的妹妹应该便是那天命女主。嗡！仅仅瞬间时间，那奇妙的视野状态便被拉回。在观越过万司空的面板之后，神王境9重的修为总算是让苏九哥提起了一点兴趣。竞技神族，或许自己该去太古仙域走一走了。太古仙域乃是竞技神族的领地，存在于诸天之外，也是自地洛时代以后实力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那里的一切几乎都跟诸天不同，在地洛那天骄灵力璀璨辉煌的年代，竞技神族之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黑暗入侵之后，他们更是躲在太古仙域之中闭门不出，甚至将其给封锁，导致现在诸天没落以后，竞技神族之人才敢如此猖獗，不将诸天修士放于眼中。而南宫晴便来自于那里。苏九哥地眸闪烁，要是去太古仙域的话，那么带上南宫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开口道：系统，那个天命主角在做什么？他注意到了莫奇空身前的那块石碑，上面布满着从未见过的符文，看上去十分不凡的模样。叮！回答该问题需要消耗500反派值呢，亲。苏九哥，消耗。那块石碑名为苍黄碑，由太古仙域中大能铸造，乃是太古仙域中十分普遍之物。其作用可以将人的神念带入一处特殊的领域之内，在那领域之中，可以随机选择与各方实力相近的天骄进行战斗历练，是竞技神族最为常见对族中弟子锻炼的手段。苏九哥闻言后不由微微一怔，想不到太古仙域之中竟然还有这般奇特之物。他倒是来了一丝兴趣，在通过系统的了解过后，大概知晓了这苍黄碑的作用，能够保留神通手段，进入一处名为苍黄界的领域进行决战。那莫奇空便是在进行对战吗？苏九哥喃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进去，从而和这天命主角对决的？叮！需要消耗3000反派值呢，亲。这么多，苏九哥感到诧异。不过在突破了入圣境之后，自己确实是有些手痒痒。思来想去，反正万奇空有着18万的气运值，羊毛出在羊身上，自己到时候割回来便是了。消耗成功。嗡！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苏九哥整个人便出现在了一处满是混沌的虚空中，看了看四周，一片雾霭，什么都没有。苏九哥说道：这苍黄界倒是神奇，你是何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就在这时，苏九哥身前忽然蹦出了一个毛茸茸的白色毛球，那毛球有着一双大眼睛，围绕着苏九哥转了一圈，然后一脸好奇地打量着他。咦，你身上怎么没有印记？你是要进行决斗的吗？戒灵。来之前，苏九哥大概了解了一下苍黄界的一切，看着眼前这个毛球，苏九哥笑着开口道：可否告知我一下规则？毛球老老实实地说道：这是苍黄界，我会随即安排你和对手进行对战，你们两人的容貌都会被遮蔽，除了法宝以外，你所知晓的一切神通都可以尽情的使用。苏九哥，黑黄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果然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有意思。苏九哥嘴角扬起，毛球在旁咯咯笑道：我都说了，你在这里的是神念，也不是本体，所以不必担心有什么问题，失败后会将你送出苍黄界，1个月后才能够再次进入。你要选择对手了吗？苏九哥微微颔首说道：那就开始吧。毛球，那好。此时竞技神族莫奇族地内，莫奇空正在苍黄界之中历练，空间切割之术瞬间将眼前不知名的一位妖孽给斩杀。咚！莫奇空眼神平静地看着这一切，没有丝毫波澜，甚至感到有些无趣。我只需略微出手，便能够知道这个境界的极限，还是太弱了。在苍黄界之中，所有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在这里自己能够肆无忌惮地使用锻炼空间神通，从而进一步开发自己的空皇神体。哪怕是自己现在成为了族内的天子，身份远超从前，莫奇空依旧没有掉以轻心。他知道族内的大部分早就对自己心生不满，仅仅是因为血脉不纯的原因。若非是当日惊动了老祖，自己不仅得不到这天子之位，还极有可能被废除修为，与妹妹再一次被驱逐家族。莫奇空捏了捏自己的拳头，我现在还是太弱，唯有真正变强，强大到能够无视一切规定的时候，自己和妹妹才能够一直安稳的生活下去。莫奇空开口道：戒灵在呢。从混沌的雾气中窜出了一个小毛球，说道：要接着挑战吗？莫奇空，有没有更强的对手？毛球看了他一眼，有些犹豫的说道：有是有，不过以你目前的境界来说，更强的那就只有入圣境的了。莫奇空眸光傲然，淡声道：那就入圣境。他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同境界那些弱小的对手，而是渴望更强者让自己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不过是入圣境而已，
自己在族中又不是没有对决过。毛球点了点头，说道：“那好，开始了。”莫其空的身形逐渐变得虚幻了起来。当他回过神来之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身影，那身影高大神武，竟然是满头耀眼无比的金色长发。万其空目光大震，无他，只因为此人刚一出现，自己的空皇神体便敏锐地感受到了周围空间所发生的波动，那股磅礴浩荡、充满着威压的气息，是他所从未见过的。此人绝对不是什么寻常之人，这是莫其空的第一反应。而同样的，另一边的苏九哥也见到了莫其空，对方的脸模糊不清，根本无法知晓长何模样，甚至连身形也与自己之前所见到的莫其空大不相同。苏九哥皱了皱眉头，埋怨道：“这狗系统，不是说让他给我安排对上那莫其空吗？算了，陪他玩玩吧。”对面之人的动了，不由分说，两人也没有任何的对话。轰！周围的空间突然像是要坍塌下来一般，在莫其空身旁，那些空间竟然不断的被压缩凝聚，最终形成了一条白色线芒，朝着苏九哥直斩而来。空间切割之术，那白色线芒所掠过之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被撕裂成了两半，令人胆寒心颤。若是寻常人，只怕会惊恐于这恐怖的神通，可苏九哥却是脸色微变，地眸中露出诧异之色，随后满是惊喜地说道：“空间神通，这个正是那莫其空无疑了。”苏九哥大笑一声，心情愉悦地看着对面的莫其空，不为所动。莫其空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明所以。自己不过是试探一击，可这个家伙难道不必的吗？自己的切割之术，哪怕是专门炼体拥有强大无比肉身的体修，都犹如砍瓜切菜一般。空间大道的力量完全就已经脱离了神通的范围。万四空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苏九哥被自己给切割成两半的下场了。可接下来的一幕让莫其空心神皆震。就在切割之线要接触到苏九哥肉身的那一刻，惊轰的一声炸成粉碎。自己那无往不利能够斩断一切的空间切割之术，竟然连对方的皮毛都没有伤到。莫其空瞳孔猛地一缩，有些不可置信道：“这怎么可能？”一缕缕神魔之气从苏九哥身躯之上倾泻而出，切割之线根本就无法斩断苏九哥强大的肉身之力。苏九哥眉头一挑，略带诧异地看了一眼对面的莫其空，空间之力有意思，竟然对不灭神魔体都能够造成不小的威胁。若这莫其空同样是入圣境的修为，恐怕自己还真会被对方给伤到。可苏九哥不知道的是，寻常天骄在面对莫其空的切割之线，皆是小心不已。同境界之人，若非肉身妖孽之辈，根本就难以抵挡其一击。不知有多少天骄败得不明所以。见自己引以为傲的空间切割，竟然根本就无法伤其分毫，莫其空不由得浑身颤抖了起来。这并非是恐惧，而是兴奋。这家伙的肉身好强大，莫其空忍不住赞叹道：“不得不说，你的肉身很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是什么特殊体质吧？”莫其空问。不痛不痒的。苏九哥只是淡笑一声，毫不在意地说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神通太弱了？这般实力，我看还是神王境的战斗更为适合你。”此言一出，莫其空猛地瞪大的双目，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莫其空眼神中闪过一丝怒意，冷声道：“若刚刚那一击只不过是试试手而已，本来难得见到如此强大的天骄，自己还想好好的与他多聊几句，可对方竟然如此不将自己放在眼里。”莫其空冷哼一声，周围的空间瞬间扭曲了起来，他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苏九哥，哦，又是空间大道的力量吗？嗡！周围的空间忽然泛起了层层涟漪，莫其空的犹如分身了一般，不断出现在各个方向，一条条白色的线芒从四面八方朝着苏九哥而来，这些切割之线不知从何而起，简直令人防不胜防。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实则却锋利无比，速度极快，比任何的神兵利器都要更为的强大恐怖，能够轻松的将玄铁晶石给斩断。虚空宝术，四方止割！莫其空的声音从各处传来。我倒是要看看，以你的肉身之力，究竟能不能抗下我的大切割。苏九哥地眸微眯，淡淡道：“如果仅仅只有这样的话，我想你应该还是不行。”轰！从苏九哥身上突然迸发出磅礴的神魔之气，神魔大道出，他的肉身弥漫起诡异古老的神魔纹，盈盈生辉，金色长发迎空发扬，气息如渊海。此刻间宛若化身成了一尊古之神魔，那些切割之线展开了汇聚成黑色浓雾的神魔之气，将其破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直直朝着苏九哥斩去。依靠着不灭神魔体强大的肉身力量，苏九哥现在的肉身已经达到了一种弥足恐怖的地步，他甚至没有做丝毫的抵挡，只是想看看这不灭神魔体究竟能够让自己的肉身强大到哪一种地步。咔咔，数条切割之线在靠近的那一刻瞬间变得与之前一样，炸裂出无数的白色碎片，不复存在。隐藏在空间之中的莫其空呼吸一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多的切割之线竟然会伤不了对方分毫。如果说之前的那道攻击对方是提前有所准备，可哪怕是防御，也不能全方面将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吧。莫其空所能够想到的，唯有那些与自己空皇神体一样的竞技神体，以肉身之力著称的强大神体。这到底是什么体质？莫其空失声。苏九哥淡笑着看着一处方向，说道：“躲在那里吗？别藏了。”拥有因果神眸的他，无论莫其空藏匿在哪一处方位，都能够清晰的感知。不仅如此，甚至连他的切割之线都能够率先预料。雨落，苏九哥一拳携带着神魔大道，直接朝着空无人的地方轰去。这一拳绽放出密密麻麻璀璨的神芒，威能骇然，磅礴浩荡，其中纯粹的力量重达千万斤，竟然连带着那片空间都被一同崩灭。轰隆隆，万其空脸色大变，运转虚空宝术，整个人直接一步千里，重新来到了一片新的完整空间。现在他眼中满是忌惮地看着苏九哥，
对方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随意一击，便连带着切割之线与空间将大半的战场给摧毁。虽然他自认为自己肉身不弱，但面对肉身如此恐怖心计的对手，莫奇空承认在肉身上自己绝不是苏九哥的对手。不过空间大道可远非这么简单。万奇空沉声道：入圣境便有这么强悍的肉身，在太古仙域中绝不可能是什么籍籍无名之辈，不能够与对方硬碰硬。果然自己还是有些大意了。入圣境终究是高出自己一个大境界的级别，面对这种肉身强悍的妖孽，空间切割在对方眼中根本就不足畏惧。为了隐藏空皇神体，空间大道并不是莫奇空目前最强大的手段。来到这苍皇界，无非就是为了磨练自己的空间大道而已。但在这苍皇界之内，自己偏偏奈何对方不得，又无法动用法器，导致一身实力根本无法全部发挥。莫奇空眼眸闪烁，暗暗思考着对策。可苏九哥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思考的机会。既然是中后期的天命主角，其手段自然不会这么一点。苏九哥动了，英姿伟岸，在不灭神魔体状态之下，充满着了滔天的战意，血气汹涌澎湃，浑身上下每一处肌肤变得凝实紧绷，像是有着用不完的力气一般。出现在万奇空身前，对着他的面门便是一拳，璀璨至极的光芒直接淹没了莫奇空的眼眸。莫奇空瞪大着双目，满是骇然惊悚之色，其中的力量根本就不是自己所能够抵挡的。他咬了咬，暴喝道：无量界云！两人周围的空间同一时间被压缩到极致，引爆而起。轰隆隆，这两道强大无比的力量碰撞，爆发出惊天震响，隆隆轰鸣，直接震动着此方对决的空间。砰！莫奇空整个人竟然就这么直直的倒飞了出去，整个人的身形都变得摇摇欲坠，虚幻了不少。这是什么力量？莫奇空看了看自己的身躯，从进入这苍皇界以来，自己还是第一次差点被人给直接打爆出去。在最后一刻，苏九哥的出现猝不及防，突然施展出无量界云所带来的波动，连自己都受到了不小的波及。若是在外界，恐怕自己现在已经身受重伤了。两人之前所斗之处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所残留的气息弥足恐怖。刚刚那一瞬间，对方似乎引爆了空间。苏九哥嘴角扬起，十分难得的称赞道：不错，刚刚那一击还算像模像样，空间大道还真是难得一见啊。万奇空面色难看，沉声道：你是什么人？太古仙域各个竞技神族之中，他还从未听闻过有哪一族的天子肉身能够如此强大。对方身形完好，这就说明了刚刚自己的无量界云根本就没有造成多少伤害，这让他如何不心惊？万奇空眼眸闪烁，是南宫氏族还是专孙文人？在自己的记忆里，也唯有这三个同为竞技神族之中有以肉身出名的绝世妖孽了。苏九哥淡笑道：这里是苍皇界，我的身份很重要吗？你也不想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吧？莫奇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出声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他就这么十分坦荡的承认了，倒是让苏九哥感到有些意外。哦，莫奇空十分自负的说道：我的空间大道根本就奈何不了你，如果是在外界与我对决，你必死。在这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身份，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虽身怀空皇神体这件底牌，但他最为擅长的还是攻术，而且在此地也无法动用虚空珠加强空间之力，根本伤不了对方。苏九哥闻言微微一怔，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大笑一声：哈哈哈，有趣。苏九哥地眸微眯，轻声道：你的意思是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出来？不服？万四空面色平静，丝毫没有在意苏九哥的讽刺，傲然地说道：那是自然。苏九哥失笑着摇了摇头，缓缓说道：真是个自信的天命主角啊，似乎每一个人都这样。莫奇空皱了皱眉头，什么？这一刻，围绕在苏九哥周围的神魔之气变了，那黑色的神魔之气逐渐转变成的混沌朦胧。苏九哥喃喃道：好久没用了，也不知道还行不行。没了黑黄渊脊，果然还是不顺手啊。混沌之气涌动，苏九哥双眸摄人无比，神霞缭绕，一条条璀璨的大道浮现而出，每一条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这些都是大道？莫奇空瞳孔一缩，有些惊惧于对方竟然能够掌握如此多的大道之力。不灭神魔体的转换，感受到其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你要做什么？莫奇空大喝道。他大感不妙，下意识的想要动用空间之力，可此刻在他周围的空间竟然犹如一面破碎的镜子，寸寸崩灭。这方赤皇界战场茫茫一片，被苏九哥身上所倾泻出来的磅礴力量所淹没。让你服！苏九哥化作了一轮太阳，各种大道之力交织，混沌光涌现，朝着莫奇空镇压而来。其中神力完全就不似入圣境所能够发挥出的威能。那毛球界灵不知从何处窜了出来，当见到周围破碎的一切后，哇哇大叫道：啊呀，别打了！是哪个毛球做的？这里不是圣境空间啊！而直面这一击的莫奇空瞳孔逐渐放大，他看见了这片天地崩开，连战场都被打碎，随后便被淹没于那绚烂的神芒之中。轰隆隆，莫奇族内，莫奇空的意识重新回到了现实，他被惊吓得满头大汗，后背更是不知何时已经湿透了，正大口大口的不断喘着粗气。我这是回来了！莫奇空有些不可置信的想到，脑海中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幕，莫奇空忍不住浑身颤抖，心神皆震，惊惧的看了眼那块能够让神念进入到苍皇界的石碑，好强，真的好强！他还从未在任何一个入圣境身上感受到过那种压迫力。嗡，在其身旁，一件金色大弓与一枚湛蓝色犹如星海般的宝珠出现。那金色大弓散发着浓郁的地气，被纂刻满了玄妙的鎏金符文，粗壮有力，韧性十足。甚至连那根弓弦也是由一位准地级别的凶兽筋骨所制。而那宝珠更为恐怖了，一经出现，周围的空间便泛起了如同漩涡一般的波动。若非有着莫奇空的力量加持，只怕会没入空间之中，不知所踪。虚空珠，堕日弓。
看着眼前这2件法宝，莫七空心有余悸的喃喃道：“金发到底是谁？”他甚至感觉，哪怕是现实中遇见此人，靠着2件至宝，自己的实力能够100%的发挥，也无法抵御之前那一击。仓皇界内，苏九哥重新出现在了一片朦胧的空间内，在其身前有2只小毛球正在打架。你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你知不知道啊？我母鸡啊！入圣境空间被毁了，这个家伙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入圣境的。一旁的苏九哥有些意犹未尽，真是可惜了。这里虽然是个不错的历练之地，但终究是有些限制实力发挥。万气空的宝物可不少，若是他都能够使用的话，倒是的确能够让自己进心不少。不过以他神王境9重的修为，在隐藏自己体质的情况下，能够将空皇神体的空间之力发挥到如此地步，也算是十分不错的了。还是多亏了这仓皇界的功劳。苏九哥的身影变得虚幻了起来，对面之前那个毛球像是注意到了什么，立刻大喊道：“哎，等等！你这个家伙打破了我仓皇界一处空间，可不能就这么轻易走了。”小毛球动用借力，想要将苏九哥的神念给禁锢在仓皇界之中，可竟然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能够不靠着仓皇石碑进入此界，苏九哥本就是用了特殊的手段。小毛球大震，惊呼道：“他给跑了！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小毛球立马看向了那个让苏九哥进入战斗的毛球，质问道。那个毛球滚了一圈，十分委屈地说道：“我母鸡啊！”苏家族地内，苏九哥坐于大殿之中，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忽然咧嘴一笑，喃喃道：“莫气空吗？”看了看自己的右手，之前在仓皇界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过真实。除了无法动用地兵法宝以外，自己所掌握的神通功法竟然在那都能够原封不动地施展而出。空皇神体的力量，自己是要定了。苏九哥缓缓起身，将岁月轮给收好，走出了大殿之中。随着他的出现，那屡屡动人无比的琴音戛然而止。楚宣柔停下了手中动作，轻声道：“公子，您出关了。”楚宣柔美眸有流光闪烁，他似乎感觉眼前的苏九哥变得更加深不可测了，就如同一轮耀眼的太阳一般，令人忍不住的想要接近。可若是距离太近，又会被那无比的炙热所灼伤。入圣境，这般修为已经比得上自己师尊了。苏九哥微微颔首，笑着说道：“我闭关了多久？”楚宣柔：“6天。6天吗？”苏九哥微微一怔，似乎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按这个时间来算，连月想来也应该到了圣虚界了吧？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苏九哥拿出一枚通讯符箓，上面恰好有着秋莲月的千里传音，简单明了的2个字：安好。让苏九哥不由得放下心来。来到楚宣柔的身边，苏九哥注意到了她那略显憔悴的容颜，甚至连那对漂亮的美眸中都带有些许的疲惫与血丝。因为绫罗神体所弹奏的琴音能够辅佐人修行的缘故，在苏九哥所闭关的这段日子里，他已经不眠不休地弹奏了6天空明曲了。苏九哥一眼便看出了楚宣柔现在的状态，有些心疼地轻抚上她的发丝。楚宣柔娇躯一震，也没有拒绝，而是宛若一只温顺的猫咪一般轻咬着朱唇，低着头。老实说，以他如今对苏九哥高达95的好感度来说，哪怕是苏九哥真的要做些什么，他也不会拒绝。苏九哥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楚宣柔轻轻摇了摇头，一脸坚定地看着他说道：“苏公子，没事的，这本就是宣柔应该做的。”在他心里，对于苏九哥来说一直有所亏欠，自己所做的这些与苏九哥之前对楚天哥哥做的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苏九哥闻言不禁失笑，说道：“行了行了，本弟子让你去休息，你就好好休息。还有，以后叫公子就行了，不用叫苏公子。”苏九哥的关心让楚宣柔不由得感动无比的低着头，小声呢喃道：“定。”天命女主楚宣柔好感度增加5，当前好感度100，沦陷度70。见已经完美的将其所攻略，苏九哥地眸中笑意更为浓烈了。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在简单的将楚宣柔给安顿好后，苏九哥坐在庭轩之中，轻轻的敲着桌子，沉吟了一会后，淡淡的开口道：“尹老，尹老在。”苏九哥去将有关于禁忌神族还有太古仙域的一切信息整顿好，交给我。尹老心里咯噔一声，眼神有些惊恐的看着苏九哥道：“弟子大人，您是要进攻太古仙域？”苏九哥一愣，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哈哈大笑道：“哈哈，尹老，你这家伙究竟是在想什么呢？本弟子可没有那么闲，只不过想去太古仙域一趟而已。”因为之前尹老终于觐见的原因，所以苏九哥也难得的对他多说了2句。尹老听闻，这才放下心来。苏家现在正处于飞速发展的上升期，整个族内族外一片欣欣向荣，更是有着弟子与帝君大人坐镇，说一不二。若是弟子大人真的想举族进攻太古仙域，那2界可能真的会爆发出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冲突。尹老，老奴明白了，弟子大人。恭敬地朝着苏九哥一拜，尹老消失于阴影之中。见尹老离去，苏九哥坐在原地思考了起来。太古仙域，自己是一定要去的。先不说那里有天命主角万司空的存在，就光凭这是从帝落时代一直完好保存至今的道域来说，便令人期待不已。禁忌神族之中的传承实力保留的意外的完整，远超现如今的诸天，这也是他们所狂傲的资本。只可惜自黑暗入侵时，这群贪生怕死的家伙自封一域，藏匿远离于诸天之外，难以被人发现其踪。好在南宫晴在自己这里，有了他带路此行，应该会顺利不少。念及此处，苏九哥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苏家主殿内今日无事，所以只有苏天与苏阳宇2人在此处处理内务。因为苏阳宇得到了弟子赏赐的不灭神皇血，深得弟子器重的缘故，所以如今苏天在一众小辈之中也格外的栽培于他。苏天正看着汇报上来的密宗，上面清晰的记载着这段时日以来苏家从仙古遗迹之中所开采出来的资源宝物，那庞大无比数以海量的资源，苏天脸上的笑容可谓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天笑呵呵的说道：“
这才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太原仙境里开采的资源已经能够媲美我苏家半年的资源了。怪不得曾有人说，这仙古遗迹中的资源啊，养活数十个道域千年都没有问题。杨宇啊，你说按照我苏家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苏家需要多久能够屹立于整个诸天之巅？苏阳宇正在整理着这些密宗，见族长问话，恭敬地说道：“族长，我苏家本就已经是诸天之巅了。”苏天大笑一声，哈哈哈，你所言的诸天之巅，那全是因为大帝他老人家与弟子大人的存在。我的意思是，我苏家上上下下所有族人的整体实力位居诸天之巅，毕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弟子真正需要我等的时候，能够帮得上弟子大人的忙。苏阳宇沉默了一会，对于苏九哥，他可谓是最为狂热的拥簇者。苏阳宇想了想，说道：“有着一整个仙古遗迹的资源，我想应该不出100年吧。”错。苏天神秘地笑了笑：“阳宇，要不怎么说你还太年轻，需要好好历练一番呢？我敢保证，10年甚至用不了这么久，整个诸天都将为我苏家说一不二。知道为何大帝他老人家会让我等册封帝女大人为我苏家神女吗？那是因为帝女大人曾经背后站着的可是长青大帝一位。哦，什么事让族长大人这么开心啊？”苏天话还没有说完，从殿外便传来一道淡笑着的声音。当听到这声音时，殿内的2人皆是浑身一震，眼中满是惊喜。弟子大人！苏天与苏阳宇赶忙前去殿外，想要迎接，却不想苏九哥就这么直接走了进来，看着2人摆手道：“行了，今日又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不必多礼。”苏天与苏阳宇齐声喊道：“见过弟子大人。”苏九哥看了一眼苏天，淡淡的说道：“本弟子在外便听见了族长大人的笑声，这几日可是有什么开心事啊？”“不敢当，不敢当。按族中辈分来说，我不过是您的后辈，弟子大人您叫我小天便好了。”苏天汗颜，赶忙说道。苏九哥一脸黑线，没好气的看了畏畏缩缩的族长苏天一眼。小天，按他这个意思，苏家几位不知活了多久的老祖也都是自己的后辈，自己是不是还要喊他们小1、小2、小3啊？苏天，多亏了弟子大人您，现在仙古遗迹有着2祖镇守，再加上我苏家遮天大阵的存在，整个上界根本就无人知小仙古遗迹出事一消息。靠着其中的资源，这段10日族中里外皆是有了质的飞跃，相信根本不用许久，整个苏家便能够为弟子大人您所用，征伐诸天万界。苏九哥一愣，自己何时说过要征伐诸天万界？他诧异地看了一旁是苏天一眼，发现他的瞳孔之中满是不加以掩饰的野心，看不出来这个家伙竟然还是个主战派。为了成为帝族苏家最为英明的历代族长之一，带领帝族苏家重新恢复昔日的辉煌，在苏九哥还未出世前，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每日战战兢兢，为了族里族外忙忙碌碌，操心无比。只可惜那时候几乎所有帝族都日渐没落，没了大帝，帝族哪怕空有底蕴，也不是诸天顶尖。除了族中祖地内的老祖，无人知小苏皇极还活着一事，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人知道苏天曾为了帝族苏家做了多少个愤怒不已，但是不得不做的决定。所以在得知弟子与帝君大人出事以后，苏天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每天都处于格外亢奋的状态。苏九哥淡淡的说道：“有野心，这是好事。不过你要明白，我苏家人口稀少，哪怕是有着本弟子与父亲，也经不起太多折腾。大帝虽强，但在父亲没有突破到大帝之上时，每动一次手都会损失数百年寿元，太过庞大。否则仙古遗迹出事一事，自己也不必让一族他们带着遮天大阵隐藏消息了。”苏天的想法他不否认，可现在还不是时候。苏天微微一怔，一瞬间清醒了不少，若有所悟的点点头道：“弟子大人说的是，我苏家现如今的确不宜大动干戈，伤筋动骨，自己能够查看对方的面板。”族长苏天固然野心勃勃，但对于自己与整个苏家都是120%的忠诚，所以苏九哥也就没多说什么，而是淡淡道：“父亲闭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而本弟子也不会时常待在苏家。现在无数双眼睛盯着我苏家，你毕竟是我苏家族长，一切决断都由你做主，想做也不是不可以。若是能够不出力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不出力，苏天皱了皱眉头，不断思索着什么，随后眼神骤然明亮，像是想到了什么，有些激动地说道：“弟子大人，您是说扶持一个傀儡？这样一来，就算是有所损失，也损失不到我苏家。”苏九哥咧嘴一笑，不愧是能够当上帝族族长之人，还真是个聪明人。不过很快，苏天又纠结了起来，这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主意，可是究竟要扶持谁呢？苏阳宇在旁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明所以的他只能够给2人沏上一壶茶，送到了苏九哥身前。弟子大人。苏九哥接过茶，淡淡的小抿了一口，脸色平静道：“玄天道域。”玄天道域，自己出世所击杀的第一个天命主角灵业所在的道域。之前他们不是说整个道域都愿为本弟子效力吗？现在是时候了。苏天大为所震，苏阳宇在一旁也有些震惊的暗暗想到，竟然会是玄天道域。苏九哥没有想到，今日自己随口一说，竟然给了苏天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他促成了一个绝世老六，带领着日后帝族苏家都发展成了笼罩于诸天幕后的黑手。当见到万界匍匐，亿万众生膜拜高呼弟子大人时，苏九哥不禁头皮发麻，感叹道：“我是让你这么做的吗？”苏九哥重新回到了来时的目的，也不顾身旁陷入失神的2人，开口道：“行了，今日本弟子说的也已经够多了，至于该怎么做，都取决于你自己。南宫晴何时回来？本弟子还有事要找他。”苏阳宇上前恭敬道：“弟子大人，南宫姑娘已经从仙古遗迹中出来了，后日便会抵达苏家。”苏九哥地眸闪烁，闻言微微颔首，起身道：“太慢了，本弟子明日便要出发。”苏天一愣，有些不解道：“弟子大人，您这是又要去哪？”苏九哥：“太古仙域。”
说完，苏九哥便来到了殿外，直接登上至尊神吼，淡淡道：“去之前那处仙骨遗迹。”至尊神吼长吼一声，一瞬间化作一道巨大的金色神芒，朝着域外虚空而去。好，虚空中，一座巨大的灵舟正遨游前进。在灵舟上方，正在返回路上的南宫晴正与一众苏家小辈们有说有笑。晴姐，你跟弟子大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是啊是啊，晴姐你就告诉我们呗，你是不是喜欢弟子大人呀？我看是弟子大人喜欢晴姐，不然怎么会将晴姐留下呢？在场约莫15、16人，大多年龄都不超过16岁。南宫晴看着他们，脸色温和，有些无奈地笑着说道：“你们这群小东西，年纪不大，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不过很快，他美眸又变得失望了起来，望着远方，轻声喃喃道：“要真的是这样就好了。好了，你们这群不成器的东西，回去之后就要给我好好修炼。弟子大人特地拿着仙骨遗迹给你们历练，这般待遇老子都没享受过，你们这一辈倒是幸运。”灵舟上，几位苏家长老骂骂咧咧道：“想当年，弟子大人与帝君还未出世，我们可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要是有你们现在这般海量的享受，早就突破至尊境了。去修炼，别打扰到人家南宫姑娘。”见长老们发声，一众苏家小辈面色煞变，像见到什么天敌一般，灰溜溜的跑走了。临走前还不忘吐槽道：“明明是六爷爷，你们天赋太差了，略。”六长老闻言顿时勃然大怒，气得吹胡子瞪眼，撸起袖子就要开干。屁燕子痒了是吧？南宫晴在旁不由得掩面轻笑。在一众小辈走后，几位长老有些感叹的说道：“哎，今不如往了，南宫姑娘，这些日子多亏你照顾这些孩子了。”这段时日，作为圣品炼丹师的他，可谓是给一众苏家小辈炼制了不少价值不菲的丹药，整个苏家小辈之中有显著的提升。南宫晴轻笑着摆手道：“长老们过誉了，作为弟子大人的侍女，这些不过是晴儿该做的。”言语温和，对于苏家的每一个人态度都极其的友善。若是叶盛死而复活，定然会仰天长啸。为什么偏偏对我？这般得体谦逊的举止，令几位苏家长老不由得心生好感，互相对视了一眼，皆是满意无比的抚须点头。这丫头不错，虽是禁忌神族之人，但却没有那般盛气凌人。等弟子回来，我等在弟子大人面前高低给南宫姑娘你讲几句好话。南宫晴美眸一亮，欠身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多谢长老们了。”对于苏九哥，他可是发自内心的倾慕，否则身为南宫家族长之女的他，身份何其的尊贵，也不会这么亲力亲为了。突然，一道恐怖至极的神通重重地砸在了灵舟身侧，轰隆隆！这艘巨大的灵舟瞬间激活了防御大阵，但饶是如此，也仍旧避免不了猛烈地颤动了起来。甲板上的众人摇摇晃晃，这巨大的动静让所有人面色大变，甚至连已经回屋的一众苏家小辈们也都冲了出来。怎么了？六爷爷，发生什么事了？南宫晴瞳孔一缩，一众苏家长老立刻便反应了过来。六长老暴怒的大喝道：“嫡媳！”他看向虚空远方，只见不远处一群蒙面人不知何时出现，约莫20-30人，他们身上皆是携带着能够隐蔽容颜身材的宝物，气息惊人，其中最低的也是神王境的存在，而为首两人更是圣境，正不善地朝着苏家灵舟发起着进攻。南宫晴蹙了蹙眉头，喃喃道：“这是……”在场的几位苏家长老如临大敌，面色不善地盯着对面。六长老第一时间传音回族，大喝道：“尔等是何人？可知道我们乃是地族苏家之人，也敢进攻？”自大帝与弟子出事以后，诸天之中已经许久没有人敢再对地族苏家出手了。对面之人没有回答，而是不断地催动着滔天神通，朝着灵舟发起进攻。上！他在传讯，速度解决。这艘灵舟也不过是至尊级别的大型法器，哪怕是有着大阵的庇护，也难以抵挡两位圣境的攻击。七长老眼色凝重，沉声道：“老六，不好，这群家伙明显是针对我苏家小辈们而来的。他们一路上谨慎无比，此地太过偏僻，基本没有人会前来。”苏家大多数长老都在护送着从仙谷遗迹采集资源的灵舟返回，而这艘灵舟之上皆是苏家小辈。对方不去截获那海量的资源，反倒是对自己等人出手，明显是冲着那些孩子们来的。八长老，妈的，真是群畜生！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诸天之中明文规定，大能不许对后辈出手。这群家伙是脸都不要了，可别让我知道他们是谁，否则我非得劈了他们身后之人不成。六长老，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对方两位圣境，我和老七去迎战。老八、老九，你们护着南宫姑娘和孩子们，有这防御大阵在，只要拖住就行。在场之中，一共4位苏家长老存在，六长老与七长老皆是圣境，其余2位倒是弱了一筹，乃是入圣9中的实力。六长老与七长老对视一眼，明白了对方眼中的意思，纷纷化作祭出法器，冲出了灵舟，朝着对面为首两人杀去。今日这事，若是被弟子大人知晓，你们身后的势力都别想活了。六长老白发狂乱，犹如魔神一般，催动着一件震天大鼎，朝着那2位圣境砸去。圣境之威磅礴无比，顿时间爆发出了恐怖至极的威能。轰隆隆，庞大的气流直接让灵舟都朝着一旁偏移。七长老同样牵制住了其中一人，可对面的2位圣境也不是什么凡俗之辈，举手投足之间，侠肆意，大道之力汹涌而出，迸发出璀璨骇人的力量。甲板上，一众苏家小辈怒目圆睁地看着这一幕，纷纷大喝道：“呸！不要脸的家伙，还蒙面！八爷爷，快放开我！我要出去和他们决战！干死这群狗娘养的！”在场苏家小辈们一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眼中尽是熊熊的烈焰。给我闭嘴！八长老怒喝，释放出自身的威压，直接让一众苏家小辈们清醒了不少。这种级别的战斗也是你们能够参与的，都给我滚回房间去，不要出来！
他立刻看向身旁的南宫晴，沉声道：“南宫姑娘，麻烦你看好这些孩子，他们都是我苏家未来的希望，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南宫晴美眸闪烁，知晓现在情况紧急，赶忙朝着一众苏家小辈们说道：“听话，我们进去。”不得不说，这段时间的相处，南宫晴的话还是很有作用的。在他的带领之下，一众苏家小辈纷纷聚集在一起，只不过说什么他们也不肯进入房间之中。晴姐，让我看看，必要时候我也可以出去杀敌。是啊，六爷爷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他们脸色愤怒，格外的执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若此时的是自己神族之人，恐怕早就抱头鼠窜，被吓得屁滚尿流了。南宫晴轻叹一声，素手一抬，苍灵赋直接将一众苏家小辈给保护在其中。那好吧，切记不可轻举妄动。砰砰，灵州上的防御屏障不断的遭受着猛击，有了2位长老牵制对方圣境头领，所剩下的这群神王境的小喽啰一时半会也无法破除屏障。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八长老冷声道：“我去解决外面那群家伙。老九，你待在这保护孩子们。”九长老，没问题吗？八长老不屑一笑：“啊，老夫只差一步便可突破圣境，这群小喽啰还不被老夫放在眼里。”说罢，他便冲出大阵，犹如虎入羊群。这群神王境的蒙面人在八长老面前脆弱的像是纸糊一般，弹指瞬杀，纷纷爆炸成一团血雾。有着6长老与7长老的牵制，八长老处理其余喽啰，场面一时间倾倒了下来。而另一边，一座震天巨鼎隔绝于对面一位圣境之间。6长老怒吼一声，赤色的气血冲霄，手中的拳头变成了金色燃烧，汇聚磅礴的威能，一拳朝着那座震天巨鼎轰击而去。虚空甚至都无法承受其中力量破碎，砰！犹如古之洪钟一般沉闷厚重的巨响朝着四面八方散去。震天巨鼎直接撕破了那位圣境的防御，对方面色大惊。苏家的圣境好强！他眼眸骇人，看向另一半暴喝道：“亡魂老祖，还不出手！”突然，一道桀桀的怪笑声响起，那道声音沙哑阴森，宛若厉鬼一般。知道了，知道了，到底还是地族苏家。这灵州上的大阵，哪怕是老夫也要费点时间破除。只见那群神王境的蒙面人之中，其中一位直接一掌朝着大阵拍下，咔！无数的大阵屏障顿时间犹如玻璃一般的破碎，四溅而起。护州大阵就这么被破了。这股强大的力量让甲板之中的众人身躯重重的朝后撞去。亡魂老祖，九长老脸色大变，直接抵御在一众小辈身前。若非是有着他与南宫晴苍灵赋的庇护，一众苏家小辈恐怕直接会从灵州之上跌落于虚空之中。九长老心悸无比的盯着那蒙面之人。亡魂老祖，这个是在诸天之中臭名昭著的邪修。此人为了突破圣境，延长寿命，不惜使用邪术，直接生生炼化了数十个小道域的亿万生灵。亡魂老祖，你区区一个散修，也敢得罪我苏家？九长老怒喝。亡魂老祖桀桀一下，摊手道：“没办法，实在是他们给的太多了，只要将你们都给处理干净，大不了老夫直接逃离诸天就是了。就委屈你们死一死吧。”亡魂老祖大手一挥，从他那漆黑无比的衣袍内汹涌席卷出无数的被其所炼化的亡魂邪灵，从中传来了无数凄厉的哀嚎之声。那都是亡魂老祖所炼化的亿万生灵陨落后的恶念，气息阴冷摄人，面目狰狞，正张牙舞爪的朝着一众苏家小辈而去。你该死！九长老目眦欲裂，直接运起神通之术斩杀身前数只邪灵，妄图阻止。亡魂老祖狞笑一声，枯瘦形同干尸一般的手中出现了一件令幡，在他的驱使之下，又涌动出海量的邪灵，直接将九长老所淹没于其中。虚空中正在交战的六长老余光见到了这一幕，咆哮道：“老九，竟然还有一位圣境存在！”对面的圣境紧接着又是一道滔天的攻击，大笑道：“亡魂，速速解决，好处少不了你的。”灵州的亡魂老祖听闻后微微颔首，突然从他四周的甲板之上迸射出无数尖锐无比的藤蔓，直接朝着他的肉身贯穿而去。苍灵赋，南宫晴出手了！噗嗤，在那尖锐无比的藤蔓之下，亡魂老祖被扎成了一个刺猬，可是竟然连一滴血液也没有留下。亡魂老祖瞳孔如渊，闪过一丝邪恶无比的光芒，桀桀的笑了起来。小娃娃，一个斩元境5重的修为也妄图击杀本座，痴心妄想！轰！从亡魂老祖的身上蓦然爆发出了如潮海般恐怖的气息，他的黑袍被掀开，在那之下竟然是粘稠无比，犹如一滩烂泥一般，令人心生胆寒，恶心无比的肉身，甚至时不时还能够从中看到从皮肤下想要挣脱束缚拉扯着血肉的人脸。亡魂老祖森森的狞笑道：“地族啊，不知道将你们都炼化吞噬所产生的邪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这般场面，饶是南宫晴也不由得紧蹙着眉头，美眸布满寒霜，凝重无比。青骨苍焰直接化为一片火线，将身后的苏家小辈们护于其中。南宫晴，一会你们先逃，我来阻止此人。亡魂老祖，天地一火吗？有意思。一众苏家小辈何曾见过这般场面，一时间差点站立不稳，可是仍有几人强撑着心中的恐惧，大声道：“恶习的家伙，弟子大人若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你的。死就死了，我苏家之人就算是死，也是要战死。”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亡魂老祖哈哈大笑道：“哈哈，我真是好怕啊！那位弟子听说可是地落时代的妖孽，他的神魂吃起来想必也是极为美味的吧？作为邪修，反正今日连整个地族苏家都得罪了，对于其背后的大帝与弟子，亡魂老祖反而是没有那么忌惮了。”虚空中的圣境强者见亡魂迟迟没有动手，怒声道：“亡魂，你还在磨叽什么？速度将他们都杀了呀！”六长老，你敢！亡魂老祖狞笑，急什么急？在本座眼中，他
他们都已经是冢中哭。他话还没有说完，一道璀璨无比、照亮天穹的金色神芒从虚空之中宛若流星坠落一般冲击而来，好，像是撕开了这片虚空星域，耀眼至极，光芒万丈。亡魂老祖脸色煞变，在感受到了身后极度危险的气息之后，迅速转过身，瞳孔猛地一缩，不可置信地大喝道：“这是什么？”那是一柄仿佛能够击穿太阳的大戟，周身流转着数条古老的大道，在亡魂老祖眼眸中不断的放大，混沌光从中迸发，地力涌动。亡魂老祖下意识记起血海炼魂幡，释放出无数邪灵想要抵挡，可在黑黄渊脊面前，那无数滔天的邪灵瞬间明灭淹没，灰飞烟灭。这怎么可能？亡魂老祖惊恐不已的尖叫。轰隆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至尊级别的灵舟都别贯穿出一个硕大的窟窿，摇摇晃晃。一道冷漠至极的声音响起在这片虚空中：“我地族苏家之人，也是你能动的？”黑黄渊脊竟然直接穿透一位圣境强者的肉身，亡魂老祖身上那恶心无比的皮肉都被撕裂，从其中喷涌而出无数的邪灵冤魂，密密麻麻，如潮海一般凄厉无比的尖叫四窜。在其正上方，踩踏着至尊神吼的苏九哥，犹如一尊君临的帝皇，睥睨地看着他，眼眸中闪过一丝嫌恶，皱了皱眉头，冷声道：“邪灵，真是个恶心的家伙。”他此刻都有些后悔，自己为何会用黑黄渊脊动手。一道漆黑的光芒重新回入手中，上面闪烁着幽紫色的灼热光芒，将附着于此的邪灵给焚烧殆尽。弟子大人！灵舟之上，一众苏家小辈们面色狂喜，纷纷惊呼道：“是弟子大人来救我们了！”他们目光虔诚狂热，瞻仰着虚空中的那轮皓日，连南宫晴也不由得微微失神，美眸之中异彩连连。什么人？正在与6长老、7长老对峙的2位圣境强者脸色大变，刚刚那股力量，连他们都感到有些心悸。亡魂老祖，不好，那是苏家弟子！其中一人目光震撼的大声道：“这怎么可能？亡魂可是圣境强者，虽然是通过邪术成圣，弱了些，但不可能抵抗不住苏家弟子的攻击啊！情报有误，这苏家弟子不是财神王境的实力吗？”7长老目光惊喜，放声大笑道：“哈哈，竟然是无族弟子大人来了！今日你们动手之人一个也别想逃，老五干死他们！”在见到苏九哥后，2位圣境长老就宛若打了鸡血一般，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疯狂无比的催动着骇人至极的大神通之术。而另一边，苏九哥看着下方一众苏家小辈正不断的遭受着邪灵的侵扰，蹙了蹙眉头，连这艘灵舟的大阵也都被破了吗？3尊圣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身后到你出手了。苏九哥轻声道，他纵身一跃，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虹，直接登上了灵舟。至尊神猴仰天咆哮一声，偌大的威压让无数的邪灵瑟瑟发抖，像是见到了克星一般仓皇急促的朝着四面八方而逃。作为天地神兽，对于这种阴暗之物，至尊神吼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克制力。强而有力的利爪掠过一个个邪灵，所到之处，大片大片的邪灵被撕碎，燃烧起熊熊的金色火焰，灰飞烟灭。一众苏家小辈眼神敬畏崇拜，在弟子出现之后，面对这几位圣境的进攻，浑然没有放在眼里。弟子大人，南宫晴也是轻声呢喃道：“弟子。”苏九哥微微颔首，来到南宫晴身前，见到周围不断燃烧着的清苍古焰，还有保护着苏家小辈的苍灵赋，本来以为南宫晴刚到苏家不久，在面临危机时还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却没想到倒是令人出乎意料。苏九哥眼神赞许，声音温和地说道：“做得不错。”南宫晴低着头，有些不敢直视苏九哥的目光，轻声道：“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苏九哥抬手摸了摸他那柔顺如瀑的红发，关心道：“没有受伤吧？”南宫晴：“没有。”那就好。苏九哥点了点头，俯身在其雪白晶莹的耳垂边玩味地说道：“回去让本弟子好好检查一下。”南宫晴娇躯一震，绝美的俏脸顿时变得一片通红，甚至连耳根都泛起了一丝红霞。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弟子大人竟然会在这般危机、众目睽睽的情况下说出如此放肆之言。南宫晴细不可闻的低声道：“好。”苏九哥闻言大笑一声。这时候，一众苏家小辈脱离了苍灵赋的保护，纷纷来到苏九哥身边，状告道：“弟子大人，就是那群家伙袭击的我们。”“是啊，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不由分说的就对我等动手，还请弟子大人为我们做主。”见到苏九哥，就像是见到了救星一般，一众苏家小辈们不断的诉苦抱怨。苏九哥看向了正在与一众神王境与圣境战斗的苏家长老们，微眯着眼，霸道无比的说道：“我知道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敢袭击我地族苏家之人，一个也跑不了。”话音刚落，一道漆黑色的擎天巨掌从虚空之中朝着众人拍下，那漆黑无比的魔掌散发着恐怖磅礴的气息，充满着毁灭一切的压迫力，令人窒息。可恶啊！不过是一尊区区入圣境的蝼蚁，竟然也敢毁本座的肉身！阴森刺骨的声音响起，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弟子小心！苏家小辈们惊呼道。苏九哥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远处的至尊神吼犹如一颗金色的陨石，朝着那擎天的魔掌撞击而去。他那强而有力的利爪将那魔掌给生生的划开了几道硕大的口子。啊！凄厉的尖叫，神吼这一击下去，数以万计的邪灵都被撕裂。轰！至尊神吼魂身经灿灿的毛发飘扬，神俊无比的踏立于苏九哥身旁，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正对面咆哮：“弟子大人，您没事吧？”众人关心。苏九哥抬手看着前方，淡淡的说道：“别过来。”那是什么？眼前的一幕令所有苏家小辈们都给惊呆了。这般骇然至极的场面，
只见灵州的正前方，亡魂老祖失去了半截身子的浮现于虚空之中。凝声盯着苏九哥质问道：“你就是那苏家弟子？入圣境为何会如此之强？”苏九哥面色平静，地眸不屑至极地说道：“通过邪术成就圣境，真是弱小的可怜。”言语之间充斥着对其毫不掩饰的鄙夷不屑，像是一轮太阳，在他面前，一切的黑暗都无从遁形。亡魂老祖呼吸一滞，被说到痛处之地，面色疯狂无比的嘶吼道：“你懂什么？本座可是圣，莫不是以为你是大帝之子，本座就不敢杀你了？”亡魂老祖大吼一声，手持着血海炼魂幡，披头散发，宛若疯魔一般的挥舞着手中的魂幡，口中不断的念叨着什么。血海炼魂幡，万灵魂来！一股诡异无比的血气从血海炼魂幡之中弥漫而起，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野兽。周围那些亿万邪灵疯狂无比的转身，朝着亡魂老祖的位置冲来。黑压压的一片，仅仅一个呼吸之间，亡魂老祖便被其吞没在这片邪灵之海当中。他竟然以身为媒介，将数以万计的邪灵给凝聚成一个怨气滔天的黑色巨人。这邪恶无比的力量，就连正在战斗之中的苏家长老们都心悸无比。六长老大惊失色，不好，弟子大人有危险！亡魂老祖，今日你若是敢伤害我族弟子一根毫毛，哪怕是你逃到天涯海角，我苏家也必杀你不可！五长老目眦欲裂道：“圣境之威，远非入圣可以抵挡。”在黑色巨人身上有着无数肉眼可见、密密麻麻的狰狞面孔。亡魂老祖赫然位立于中央，双目通红的怒吼道：“今日我亡魂便要斩弟子！苏家弟子，给我死吧！”在亡魂老祖的操控之下，那黑色巨人直接以双肘朝着这艘巨大的灵舟隆隆砸下，胜利与这邪灵的怨气结合，发出撕裂这片虚空的嗡嗡声。这蛮横纯粹的一击，欲要将一切都给摧毁吞没。苏九哥眉头一挑，手中的黑黄渊戟散发着幽紫色的光芒，从中不断传来魔龙之魂渴望杀戮与鲜血的呻吟。既然如此，那就让本弟子今日见识见识圣境的力量！苏九哥迎空而起，朝着那巨大的黑色巨人迎面而去。在他胸前赫然泛起了一层层玄奥无比的符文，一道漆黑色的神甲出现，黝黑光洁，似乎能够抵挡住一切力量的进攻。万渊墨灵甲！此刻的苏九哥，条条大道浮现于周身，混沌大道、神魔大道、吞噬大道，金发披肩，神威盖世，犹如一位战神一般，无人可与之争锋。在那巨大的双肘镇压之下，黑黄渊戟朝着前方劈落，有劈天之势，可怕无比。从中无数玄奥无比的符文绽放，周围的大道之力也凝聚于此，不断的变化着形状。十方巨灭！亡魂老祖瞪大着双目，愤怒无比的怒吼道：“死！”轰隆隆，顷刻间宛若天崩地裂，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炸响。两股力量所迸发出的光芒，直接照耀起这方虚空。对面那圣境之人目光有些惊喜道：“亡魂这次是来真的了，若是能够因此而击杀这苏家弟子，那便是大好不过的事情了。”弟子大人！苏家之人望着那处灰蒙蒙的方向，皆是目光大震。南宫晴俏脸苍白无比，摇摇欲坠。没有人认为一个入圣境能够承受住圣境的怒火。亡魂老祖也是狂妄无比的仰天长啸一声：“哈哈，什么狗屁的苏家弟子，我看也不过如此啊！”就在他以为苏九哥在自己的邪灵巨人之下死的连渣都不剩的时候，亡魂老祖明显的感觉自己所操作的邪灵巨人竟然僵硬在原地不动。怎么回事？这便是圣境的手段吗？一道令亡魂老祖心惊肉跳的声音从下方响起：“我看也不过如此。”亡魂老祖瞳孔一缩，猛地朝着下方看去。只见苏九哥身着黑色神甲，手中的黑黄渊戟竟然生生地扎进了邪灵巨人的巨大手肘之间，从那伤口之中，无数的邪灵窜逃而出。苏九哥脸色平静，淡淡的说道：“如果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的话，那可太让我失望了。”苏九哥迅速切换成不灭神魔体，手中的力道又一次增强了数万斤，黑黄渊戟不断的发出轻颤，终于像是积压已久的力量得到爆发，手中的黑黄渊戟释放出一道刺目的紫色光芒。好！一道龙吼之声从中传来，紫色的魔龙护体，苏九哥地眸充满着冷漠，将黑黄从中抽出，朝着那邪灵巨人横扫而去。撕拉，连带着一大片的身躯都被展开一个巨大无比的口子，挑翻了出去。轰！那邪灵巨人与周围这一片虚空，竟然都在一瞬间被生生的斩成两半。亡魂老祖手中的血海炼魂幡竟然同一时间断裂两截，从苏九哥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已经完全不似入圣境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了。苏九哥地眸冷漠，缓缓说道：“今日斩圣！”雨落，黑黄渊戟脱手而出，直接穿越了无数邪灵，朝着亡魂老祖的头颅而来。亡魂老祖面色煞变，任凭那群邪灵怎么抵挡，都难减其势。亡魂老祖难以置信的大吼道：“不可能，不可能！我亡魂是不可能会败的！”轰隆隆，无数的光芒绽放，亡魂老祖的头颅竟然炸裂成血花。亡魂老祖晕！一代圣境邪修，为了突破不惜炼化亿万生灵的亡魂老祖，竟然就这么死在了苏九哥手中。在如此轻易便击杀一位圣境之后，苏九哥面色平静，心中毫无波澜，随手一挥，密布于黑黄渊戟之上的圣人之血洒落虚空。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弟子大人赢了！苏家小辈们激动不已的喃喃道：“那可是圣境啊！弟子大人竟然斩了一位圣人！”望着那身着神甲、手持黑黄渊戟、傲视着9天10地的金发神武青年，南宫晴美眸前所未有的迷离，一时间不由得吃了，芳心止不住的狂跳。这便是自己所倾慕之人，连圣人都可以随手斩杀。如此令人惊惧的一幕，也全都映入了在场那2位圣境眼中。其中一位更是心生失衡，满眼震撼，不慎被苏家6长老的震天巨鼎给击中，
整个人的胸口都凹陷下去，口吐精血的倒飞出去。砰！这不可能！亡魂老祖死了！另一位圣境瞪大了双目，难以置信的喃喃道。6长老与7长老见状士气大振，大笑道：哈哈，原来是我等多虑了。巫族弟子贵为帝洛时代的妖孽，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都冠绝无双，今日更是以入圣境修为越阶斩圣，不愧是大帝之子。哈哈哈！你们也下去陪他吧。在死了一位圣境之后，一众蒙面人也在8、9长老的击杀之下所剩无几。其中一位圣境大感局势不妙，直接暴喝道：不好，撤！雨落，那2位蒙面帝圣境瞬间化作一道流光逃走。想跑都给我留下！6长老与7长老见状怒喝一声，果断出手截拦，而其余的蒙面人也四处窜逃，却被8、9长老与圣境的至尊神吼无情地收割着性命。苏九哥地谋闪烁，大手一抓，直接将一位想要逃走神王境的蒙面人给生擒于手中。那蒙面人被死死地掐着脖子，脸色涨红，无比不断挣扎，发出呵呵的沙哑声。苏九哥面色淡漠，开口道：我倒要看看你们背后究竟是何人，敢这么大胆子动我苏家之人！搜魂！苏九哥的神念蛮横无比地侵入到那蒙面人的识海之中。蒙面人眼神一狠，紧咬着牙关，浑身顿时弥漫起一股恐怖的气息，身体愈发地膨胀了起来。苏九哥皱了皱眉头，直接将其给甩了出去。轰隆隆，一道巨大的震响炸起，那蒙面之人竟然选择了自爆。一尊神王境的自爆，威能不可谓不大，毁灭的力量将那处虚空都给炸了个粉碎。而从另一边也不断传来同样的声响。这些人在被擒拿或是自知无力抵抗之时，皆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爆。苏九哥喃喃道：死士吗？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神王境死士的身后之人，至少也是诸天之中某一个超级势力的存在。是谁？又因为什么？仙古遗迹、禁忌神族，还是因为苏家最近风头太盛，惹人嫉妒树大招风的原因？苏九哥心中浮现出了一个个猜测。看了一眼灵舟上一脸迷离的南宫晴，苏九哥隐约能够猜到一些。而就在这时候，一道错愕不已的声音从远处响起：弟子大人！唰！一位气息深厚、白发皑皑的老人出现。所来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苏家的4祖，一位货真价实的至尊境。当见到苏九哥时，4祖第一时间来到苏九哥身旁保护。弟子大人，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事吧？苏九哥面无表情，淡淡的说道：你自己看看。4祖闻言一怔，随后看向四周不断与一群神王境战斗的2位苏家长老，还有那破损的灵舟，表情顿时间变得愤怒无比，暴怒道：这是怎么回事？谁敢对我苏家动手？轰！从其身上顿时浮现出无数道符文，至尊境的力量在这诸天乃是顶尖的存在。一道庞大气息溅荡而起，呈现出圆环，朝着四周扩散。经过那一位位窜逃不远的神王境蒙面之人后，他们的身躯皆是僵硬在了半空之中。随后，砰的一声，炸裂成了无数血雾。在至尊面前，甚至仅仅是一个眼神，这群神王境的蒙面之人便形神俱灭，死的不能再死。苏九哥踏立于虚空，不紧不慢地说道：有人出动了3位圣境，想要对我族小辈出手。什么？4祖瞳孔大震，感受到了残存的胜利，被吓得满头大汗，神色惊恐地说道：弟子大人，那3个圣境人呢？苏九哥望向虚空，一个被本弟子解决了，另外2个6长老与7长老去追了。4祖赶忙抱拳说道：弟子大人，老夫这就去将那2个畜生给抓来。苏九哥微微颔首，面色平静，看不出在想些什么，淡淡的说道：去吧，要活的，若是带不回来，你也就不用回来了。老实说，4祖来的速度他很不满意。苏九哥很想说一句：你是用爬的吗？4祖呼吸一滞，有些讪讪的应诺一声，随后化作一道流光，追寻着那2位圣境残留的气息而去。尹老的身影悠悠浮现在苏九哥耳边，恭敬道：弟子大人，可否要老奴出手？苏九哥摆手：不用了，一位至尊完全就足够了，这是他自己的事。尹老点点头，在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于虚空之中。对他而言，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弟子周全，其余一切若是没有苏九哥的吩咐，都不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包括一众苏家小辈。周围的神王境死士都被击杀。苏九哥瞥了一眼那近乎残破的灵舟，随手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一件巴掌大小的灵舟扔了出去。只见那艘灵舟不断的放大，甚至比那艘已经残破的更为巨大奢华。苏九哥，都上来吧！残破灵舟上的苏家小辈们大喜过望，纷纷登上了这艘新的灵舟，包括南宫晴与2位苏家长老。7长老与8长老2人对视一眼，纷纷上前跪倒在地，说道：弟子大人，还请弟子大人责罚。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好笑的说道：责罚？我责罚你们什么？7长老，我等作为苏家长老，护力不周，险些让族中小辈遭到危险，实为大过。8长老，是啊，若非弟子大人您及时出现，后果不堪设想。苏九哥不在意的说道：行了，这件事不怪你们，你们已经尽力了。对方不选择袭击护送者资源的灵舟，明显就是有备而来。在3位圣境与一群神王境面前，能够撑到现在已经可以了。苏九哥，这件事本弟子会亲自处理，先回族再说。他简单的交代了2句，随后准备安抚一下受惊的苏家小辈们。谁知一众小辈们非但没有丝毫受到惊吓的样子，反倒是个个脸色涨得通红，激动又兴奋地挥舞着双拳，大声道：哇靠！弟子大人，你太帅了，那可是圣境啊，说杀就杀。弟子大人，您现在是什么境界了？看得我是热血沸腾的，我也想出去杀敌。不少苏家小辈跃跃欲试，目光狂热，崇敬无比地说道。他们年纪不大，最高15、16岁，最低8、9岁左右。从苏九哥出世以后，还是第一次如此接近弟子大人。一众人将苏九哥给拥簇于其中，
其中更有个小女娃，有些畏畏缩缩的伸出手摸了摸苏九哥披肩的金发。苏九哥微微一愣，随后失笑着说道：“好了好了，都回房间去休息一下，这是大人的事情，等你们长大了再说。”能够知晓苏家后辈有如此心性的苏九哥十分满意，面对圣境袭击尚能如此，以后遇到一些强敌也不至于像神族小辈一样被吓得屁滚尿流。这些苏家小辈血脉上亲和的层层后辈，看着他们，苏九哥不禁有种恍若隔世，一瞬间体会到氏族之人为何如此护短的感觉。他要求不高，这群苏家的小家伙活着就行。在安顿了一众小辈之后，苏九哥看向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南宫晴，盯着他沉声道：“这次袭击你怎么看？”南宫晴娇躯一震，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此行是从仙谷遗迹返回，并且隐秘无比。对方既然知晓这条道路能够提前有所准备，那这幕后势力主使者已经呼之欲出了。苏九哥就这么静静地等待他的答话。南宫晴沉默了好一会，浑身止不住的轻颤，喃喃道：“可能，也许是。”当说到这，他停住了。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是弟子的人，与南宫家无关，但他与南宫哥不同，作为禁忌神族族长之女，在这个从小生养的地方，族中长老与父亲对自己极好，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他也明白，若是让弟子大人知晓了这件事对南宫家意味着什么，一尊古之大帝的怒火可远不是家族所能够承受得起的。南宫晴捏紧了拳头，轻咬着嘴唇，有些痛恨为何知道苏家有大帝父亲还要出手。当见到南宫晴挣扎无比的模样时，苏九哥大笑一声，摆手说道：“哈哈，想来你也应该不知道。算了，是本弟子多言了。不过无论是谁，只要敢对我苏家出手，便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苏九哥无容置疑地说道。南宫晴抬头就这么看着霸道不凡的弟子大人，美眸充满了略带一丝愧疚。他明白弟子应该是猜测到了什么，弟子大人这么说只是不想让自己为难罢了。弟子大人，南宫晴感激地说道，眼神逐渐变得坚定。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是南宫家做的。哦，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诧异道：“那可是你身后的家族，难道你就不怕本弟子对南宫家做什么吗？”南宫晴摇了摇头，一脸认真地说道：“我现在已经是弟子的人了，与南宫家无关。若这是真是南宫家做的，那便要承担后果。”苏九哥没有说话，而是盯了他好一会，随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不错的觉悟，至少现在本弟子是可以放心你了。”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看看南宫晴究竟会不会包庇亲族。既然已经是自己的人了，那么自然一切都得以自己为尊。南宫晴咬着唇点了点头，心里一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知道现在的弟子已经算是信任自己了。苏九哥，你也别太担心了，这些也无非只是猜测而已，说不定是另有其人。一座仙谷遗迹的价值足以让各方超级势力为之疯狂，不择手段。而恰好这时，虚空中有几道流光降落，苏家的2位长老与四祖出现。他们登上灵舟，在苏家四祖手中还用神通之术抓着2个血肉模糊、半身不遂的蒙面人，正是之前那2位想要逃走的圣境强者。四祖粗鲁地将2人重重给摔在地上，目光愤怒地怒斥道：“区圣境也想在老夫面前自爆？若真让他们自爆成功了，自己的脸面该往哪个？”在至尊境面前，这2人就像是小婴孩一般脆弱无力。6长老、7长老2人朝着苏逸仙恭敬道：“弟子大人，四祖，弟子大人，幸不辱命，老夫将这2个家伙给带回来了，他们的修为都被我废了，您看要如何处置？”苏九哥微微颔首，缓缓来到那2个不断挣扎着的圣境身前，淡淡道：“将他们的面纱摘了。”6长老闻言上前，上去就是啪啪2巴掌，痛恨无比地说道：“狗日的东西，真恨不得将你们给碎尸万段！”这2人的面纱直接被扇飞，将他们的样貌给露了出来，一个面容坚毅的中年男人与一位容貌丑陋的老者。苏九哥地眸微眯，仔细打量着这2人的面孔，2人正用仇恨世人的目光死死瞪着苏九哥。一旁的6长老皱了皱眉头，喃喃道：“好陌生的面孔。老7、老8、老9，你们见过这2人吗？”几位苏家长老纷纷摇头。7长老看上去似乎不像是那些超级势力之人。在场几位皆是苏家长老，而圣境哪怕是在诸天之中也不多，若是超级势力或是地族之人，应该都略有眼熟。9长老沉吟片刻后道：“会不会是跟那亡魂老祖一样的散修？”8长老摇摇头：“诸天中哪有那么多圣境的散修？这般修为是散修的，要么便是遭人追杀，要么就是一些像亡魂老祖那般声名狼藉、手段下作之辈。”四祖看向苏九哥说道：“弟子，这2个家伙之前一被我抓住，便想要自爆，估计是某个势力所培养出来的死士。”死士！众人心底一惊，圣境的死士那可不多见。苏九哥点点头，看向2人，淡淡道：“我知道，就算问你们，你们肯定什么也不会说。不过我做人向来喜欢留一丝余地，本弟子还是要给你们个机会。现在说出背后之人，而等身后的势力尚且还有能够存活的机会。”那面容丑陋的老者不屑至极地看了苏九哥一眼，怪笑道：“哼，吾等既然敢来，就根本不怕你的任何威胁，无非就是搜魂之术而已。你直接来吧。”作为死士，在他们识海之中，有着一道连至尊境都无法破解的符文。要是使用搜魂这种粗暴无比蛮横的手段，便会直接触发自爆，神魂泯灭。他故意想要激怒苏九哥，就是为了让他帮助自己自爆。四祖上去便是一个耳光，直接将那老者的脸都给抽歪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无族弟子这样说话？四祖随后看向苏九哥，说道：“弟子大人，但凡死士识海中都有禁制，搜魂这招使不得。”苏九哥微眯着眼，毫不在意地看着2人，淡笑道：“你认为本弟子就仅仅只有这点手段吗？”苏九哥叹了口气，接着道：“哎，机会给你们了，
真想落得跟那武家一般的下场吗？你们这群人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四祖在。苏九哥面色平静，开口道：“将他们的神魂弄残一点，尽量不要触发到那个禁制。搜魂只不过是最下策的手段，自己的魂主印记既能够让对方主动将身后之人告诉自己，又能掌控奴役两尊圣境，何乐而不为？不过能够成为圣境之人，意志力都无比的强大，得削一。”砰！就在苏九哥还在思索之时，得到命令后的四祖眼神一亮，以至尊境的肉身之力，上去对着二人的脑袋就齐齐一拳。噗呵！那两个圣境脸都凹陷进去，顿时喷出一口精血，气息变得虚弱无比，脑袋昏昏沉沉的。四祖咧嘴笑道：“早就想这么做了。”见此一幕，苏九哥嘴角一抽，物理削弱是吧？一旁的几位苏家长老也是跃跃欲试的上前，拳脚动用，邦邦就是几拳。在这般狂轰滥炸的摧残之下，不一会儿，那两个圣境便半死不活，宛若一滩烂泥一般的躺在苏九哥面前。对于这二人，几位苏家长老可谓是痛恨无比，这还是在苏九哥出面制止的情况之下，否则差点这两个圣境活生生的给打死。四祖，弟子大人，您看现在可以了吗？他有些不明白弟子大人要做什么。看着眼前虚弱无比的二人，苏九哥蹲下身，瞳孔变得如同漩涡一般，两道玄奥繁杂的奴印直接打入了二人的神识之中。魂主印记的手段不知比搜魂高明了多少，在不触动那禁制的情况之下，完美的烙印在了两人识海最深处。苏九哥，你们叫什么？六长老不解，这可是两个死士，这怎么能问得出呢？那两人的眼神变得浑浊了起来，木讷道：“中年男人，魂三；丑陋老者，魂七。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当见此一幕，在场的几位苏家长老面色大惊，一脸错愕。弟子大人，这是什么手段？他们竟然就这么招了？饶是四祖也有些难以置信。弟子大人这般手段，可真是神了。这可是两个死士，就如同尹老那般。作为死士，哪怕是至尊境的他，想从对方嘴里撬出点什么，都毫无办法。难道是因为之前打了一顿，伤了脑子？还挺好使的。四祖暗暗想到。一旁的六长老皱了皱眉头，喃喃道：“魂三，魂七。”突然，像是想到什么，六长老大惊地朝着二人质问道：“你们可是来自藏灵殿？”二人齐齐点头。在场几位苏家长老面面相觑，表情精彩。苏九哥，那是什么？六长老恭敬道：“弟子大人，您有所不知，这藏灵殿乃是诸天之中数一数二的杀手组织，甚至伏杀过半部至尊，来历神秘，无人知晓，其位置身处何地，这来头可不小。”苏九哥眉头一挑，笑盈盈地说道：“那倒是有点意思，连吴苏家都敢细杀，胆子可真大。是何人指示你们来的？”此言一出，一旁的南宫晴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与南宫家有关，一时间不由得屏住了呼吸。那两人身形一顿，眼神中明显透露出一丝挣扎，而后又很快平静了下来。中年男人，地族云家。叶圣仲生前剧情中与南宫家合作，想要垄断太原仙境却失败的地族。什么？地族云家？在场之人皆是没有想到，幕后主使者竟然会是与苏家一向交好的地族云家。饶是苏九哥也是诧异无比，他本以为会是南宫家联系的藏灵殿。南宫晴闻言顿时松了口气，美眸闪过一丝喜色。云家？四祖瞳孔大震，有些不可置信。他直接抓起一人，掐紧其脖子，怒喝道：“你可有骗我等！”那丑陋老者脸色涨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四祖，放开他吧。而就在这时，苏九哥发话了：“被自己魂主印记所奴役之人，是不可能说假话的。”四祖冷哼一声，直接将其重重甩去。苏九哥眼神有些玩味的说道：“你是说，是地族云家派你们来的？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他倒是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才能够让藏灵殿不惜冒着触怒一位古之大帝的风险出手。中年男子摇了摇头，随后说出了一个惊天秘闻：“没有好处，因为藏灵殿本就是地族云家所秘密培养的死士。”这一下，几位苏家长老再也坐不住了。藏灵殿那可是为所欲为，连至尊都奈何不得，刺杀了不少超级势力的天骄妖孽的存在。哪怕是他苏家族中，也曾有小辈遭到过袭击。想不到竟然是地族云家暗中培养的死士，这件事若是传出去，只怕是会在诸天之中惊起轩然大波。四祖，王八蛋，竟然会是云家的人！作为苏家老祖，两族之人颇有交集，自己还经常找云家老祖下棋对弈，亏他一直以来对云家还颇有好感。四祖，你们云家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年男人，不知，主家吩咐，我等是按命令行事。苏九哥在旁笑盈盈地说道。想不到本弟子随手一抓，竟然还揪出这么一件大事。云家吗？苏九哥弟眸微眯，对于这地族云家，他倒是还有些印象。在自己籍贯里之上，对方还特地前来拜见，送上贺礼。苏九哥，看来在去太古仙域之前，还要处理个大鱼啊！他转身头也不回地朝着屋内走去，淡淡道：“都过来，顺便将这两人给带进来。”而此时地族云家之内，云家的当代家主云天顺正一脸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作为地族族长，云天顺与苏天一样，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勃勃野心，试图以一己之力带领一族走向更高。可此刻他却心跳得有些厉害，额头与手心不知何时已经满是汗颜，呼吸也有些急促，与一旁一位悠然自得正不紧不慢饮用着茶水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男人小酌一口茶水，但笑着说道：“云族长为何看上去如此紧张啊？”云天顺看了他一眼，忧心愁愁地说道：“此事若是被苏家知晓了，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男人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说道：“你不是说去的是你族死士，就算他苏家至尊来了，也别想得知一点消息吗？何况苏家那位大帝老矣，之前出手灭武家的那一次，虽是为了立威，恐怕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该急的是他们，云族长怎么反倒是自己先着急起来了？云天顺紧锁着眉头，眼中闪过一丝忌惮，沉声道：“我担心的根本就不是这个，而是那苏家帝落时代的弟子。听消息说，那位弟子已经回族了。”南宫烈微微一怔，当听到这个消息时，眼中闪烁起了仇恨无比的目光，咬牙切齿道：“苏家弟子吗？当日前来诸天寻找太原仙境的风老雨婆和一众神族小辈们，皆是魂牌破碎，甚至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这件事可谓是让整个南宫家都震动了，而自己的独子也在其中。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便是那地族苏家出的手。风老那可是准帝级别的存在，作为高傲无比的竞技神族，哪怕是对方族内有一位古之大帝，他们也没有放在眼里，所以便派南宫烈前来打探消息。在此期间，因为地族云家与他南宫家有些渊源的缘故，南宫烈联系上了云家族长云天顺，并且以仙骨遗迹作为诱惑，借助云家的力量动手，想让苏家也尝尝失去后辈的滋味。云天顺轻叹了口气，摇头说道：“唉，苏家现在可是有着一尊活着大帝的存在啊，真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对是错。同为地族之人，更是族长，云天顺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苏家10万年前的那位古之大帝苏皇帝的强大，但野心勃勃的他，还是在南宫烈的不断蛊惑与劝说之下同意了。毕竟一整座仙骨遗迹的价值，绝对能够让他云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重塑曾经的荣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希望这是对的，我地族云家，哪怕是如今没有大帝，也依旧能够再次崛起。”云天顺眼神骤亮，闪烁着摄人的光芒。能够成为地族族长，他的性格果决，手段狠辣，绝非什么心慈手软之辈。若非如此，也不至于在叶盛重生之前，敢以一族之力与南宫家试图垄断整座仙骨遗迹。既然做了，那便只能够一路走到底。更何况自己此次派出的乃是云家暗中培养的死士，诸天之中没人知晓葬灵殿身后站着的是他们云家，就算是暴露了，也牵连不到自己。念及此处，云天顺目视着远处，眼神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此时，那艘巨大的灵舟重新回到了苏家，几位苏家长老将此事的经过、前因后果一字不差地交代给了苏家族长苏天。在得知此事后，苏天的表现倒是让苏九哥有些意外。只见苏天面色平静，紧皱着眉头喃喃道：“想不到竟然会是地族云家做的，他们到底是从何处得知的消息？”看着眼前跪伏于地面魂三与魂七，苏天不断地思考着什么。这般处变不惊的模样，倒是让苏九哥高看了一筹。不愧是我苏家族长，遇到任何事都能够沉着冷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可就在苏九哥心中暗暗赞叹之时，苏天突然唰的一声站起，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一脸愤然地冲上前，朝着跪在地上的魂三魂七便是一脚，直接将他们给踹翻了出去。砰！妈的！你说你们云家是不是犯贱啊？你们若是看中仙骨遗迹的资源，对我苏家后辈动手做什么？苏天骂骂咧咧地说道，哪里还有之前那副沉着冷静的模样。眼红仙骨遗迹的资源出手，他可以理解，但他实在是不理解对方对后辈动手的意图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吗？苏阳宇在旁见状，眼皮直跳，瞪大了眼睛，这还是那个运筹帷幄的族长大人吗？一众苏家长老们大惊，赶忙阻止道：“族长，冷静啊！是啊，还是让我来吧。”苏九哥怔了怔，有些无奈的扶额道：“行了，他们两个都是死士，也问不出什么的，还是让老爹出手算了。”苏天深吸了一口气，猛然反应过来弟子大人还在这里，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恭敬道：“弟子大人，这件事不劳烦帝君大人动手，可否交给我全权处理？”哦，苏九哥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你要做什么？”苏天目光悠悠，缓缓说道：“如弟子大人您说，我苏家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假设那地族云家知晓了仙骨遗迹一事，若是我苏家就这么直接打上去，把对方逼急了，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我苏家必然会成为诸天众矢之的，可谓是半点好处都没有。苏九哥，你有什么办法？”苏天讪讪一笑，说道：“不敢当，但是已经有点头绪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想必那云家还不知道自己暴露一事。”说到这，苏天看向了地上那两个葬灵殿的圣境，接着道：“弟子大人，还请将这两人交给我处理此事，还有更为稳妥的办法。”见苏天一脸信誓旦旦的模样，苏九哥沉吟片刻后，微微颔首，开口道：“也好，你是我苏家族长，族中的事那就交给你了。若是能够不打扰到父亲，让他出手，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苏九哥积成把握。苏天咧嘴一笑，虽然笑言，但眼神中却透露着令人心悸的光芒。7、8成吧。敢对我苏家动手，不出3个月，云家必亡。而这也是我整个苏家真正崛起之时。在场长老们听闻面色大惊，族长这是疯了吗？云家这可是一个地族，帝君不出手，3个月内想要让对方覆灭，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苏九哥就这么看着苏天，见他眼中燃烧着熊熊的火焰，心中的野心在这一刻毫不掩饰地暴露了出来。自己似乎是有些小看他了，他也不在乎苏天到底有什么办法，只要是100%效忠苏家的就足够了。苏九哥点点头，淡淡道：“好，既然如此，那本弟子就提前祝你成功了。正好本弟子要前往太古仙域一趟，希望回来能听到云家覆灭的好消息。”苏九哥转身看向跪在地上的二人，说道：“从今天起，一切事情听从我苏家族长的吩咐，知道了吗？”魂三与魂七齐齐点头，恭敬道：“明白了。”说完便朝着苏家殿外而去。在得到弟子的认可过后，苏天激动无比地看着苏九哥的背影，能够被弟子大人信任，这是他的荣幸，而他苏天心中的抱负也能够从地族云家身上完美的施展出来。苏天恭敬的一拜，大声道：“恭送弟子大人。”在弟子走后，苏天又恢复了自己一族之长的威严，冷冷地看了地上的二人一眼，
既然弟子大人说他们现在是自己人，可以信任，苏天也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沉声道：“魂三，你一人返回云家，将此次行动失败一事如实禀报。”魂三点点头，是。苏天，魂七，这一份名单你收好，把上面的人都杀了。苏天冷漠至极地说道。他随手扔出了一份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一众长老朝名单看去，面色煞变，因为上面所写着的名字都是一些声名显赫、天赋妖孽的天骄，皆是在大地与弟子没有出世之前，曾经与苏家有过冲突的势力后辈。23年前，仙品矿脉争夺，苍穹圣派击伤苏家3位长老、4位小辈。看着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具体信息，一众苏家长老们神情有些骇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一向温和平易近人的族长苏天，竟然这么记仇，将苏家曾经吃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清楚地记在纸上。一时间，他们看苏天的眼神都有些不同了。我8年前在运送资源时偷偷摸了一些油水，族长大人这不会也知道吧？我有罪，曾经在宝库中摸了件地兵，回去给我孙儿。一众长老脊背发凉，被吓得纷纷自爆。只要没有背叛我苏家，这些都是小事。苏天不在意的摆手，笑眯眯的喃喃道：“自弟子大人出事之后，我苏家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苏家了。有些人和事也是时候开始清算了。正好此次借助地族云家之手，借刀杀人，替苏家扫平障碍，苏家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损失。”苏天眼神前所未有的狂热，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哈！诸天之中必然因为苏家而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洗牌。苏家主殿之外，苏九哥才刚刚下了台阶，便听到身后殿内传来族长苏天酣畅淋漓的笑声。苏九哥脸色变得有些古怪。南宫晴与至尊神吼正在外安静的等候着，见弟子出现，南宫晴上前，有些忧心忡忡的开口道：“弟子大人。”苏九哥看着他心思重重的模样，淡笑道：“行了，这件事的确是地族云家做的，与你南宫家暂时没有什么关系。”他知道南宫晴在担心些什么，所以便这么说道。南宫晴闻言脸色一喜，松了口气，露出了一抹笑颜道：“弟子大人，那我们回去吧。对了，那位邱姑娘呢？难道没有和你一同回来吗？”他早注意到了之前弟子身边那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子，只是一直因为灵州受袭一事没有多问。苏九哥，他有事去圣虚界了。圣虚界，作为禁忌神族之人，他对于诸天还是不怎么了解，也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南宫晴点点头，说道：“这样啊。”苏九哥淡淡道：“先回去吧，有人还要你认识认识。明日我们便起航去太古仙域，还需要你的带路。”什么？弟子要去太古仙域？南宫晴心里一惊，被吓了一跳，还以为苏九哥是准备前往南宫家，赶忙说道：“弟子大人，您去太古仙域做什么？要是弟子真去了他南宫家，以他那些族中小辈的性格，高低的被弟子杀一大半。”见他那着急的模样，苏九哥不由失笑道：“去一趟莫奇族，这个家族你可曾了解？”莫奇神族这个名字，南宫晴一点也不陌生，点点头说道：“莫奇家与我南宫家倒是没什么交集，他们那一族据说是仙古时期荒王一脉的后裔，天生肉身强大不凡，具有能够掌握天珠的神力。”天珠？那是什么？苏九哥问。南宫晴声音轻柔，缓缓说道：“我等禁忌神族各族皆有属于自己的神力，唯有修为达到虚神境，方才能够觉醒使用。而这天珠乃是莫奇族觉醒神力之时由血脉凝聚而出的一枚玉石，此物可以不断炼化，甚至作为法器，能够极大程度上强化肉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天珠便代表着拥有着一种特殊体质。”苏九哥闻言不由感到啧啧称奇，在他那个时代，禁忌神族之人大多都已经躲在太古仙域之中，封戒不出，想不到竟然这般奇特。苏九哥上下打量着他，好奇地问道：“这么一说，你南宫家也有独特的神力？”南宫晴说道：“是的，想要觉醒本族神力，虚神境只不过是一道门槛，最为重要的便是血脉的纯净程度，血脉越强，所觉醒的神力便越强。这也是为何在禁忌神族之中，血脉不纯之人这么不受待见的原因。南宫哥如此，莫奇空同样如此。只不过莫奇空的运气比南宫哥好一点，作为中后期的天命主角，他成功地度过了无数劫难，最终苦尽甘来，成为神族天子。”南宫晴接着道：“我南宫家作为星王一脉后裔，其神力名为星域，能够展开星辰领域，在领域当中，各方面的力量都能够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苏九哥微微颔首，这禁忌神族的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也无怪能够统治整个太古仙域。光是这觉醒神力便十分不凡。只是让苏九哥有些奇怪的是，按照南宫晴口中所说，莫奇神族应该是以天珠神力肉身为尊，可与那莫奇空交手过的苏九哥并未感受到对方肉身的恐怖，也就是正常神王境的水平，稍微高上一些。苏九哥，莫奇空，此人你可有听说过？南宫晴美眸大惊，心中惊骇，弟子大人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的？莫非是在太古仙域之中也有地族苏家的内线？南宫晴平复了一下心情，有些心悸地说道：“那是莫奇神族的天子，莫奇空哪怕是在我们禁忌神族之中也十分有名。明明是一个血脉不纯之人，却打破常规，觉醒出了天珠神力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据说他觉醒的莫奇神力发生了改变，其天珠甚至能够影响到周围的空间环境，玄妙无比。只可惜天珠神力莫奇空很少使用，仅凭借着他那出神入化强大无比攻术，便斩获莫奇神族天子之位。莫奇神族莫奇空的名声，在一众禁忌神族之中可谓是声名显赫。以一介血脉不纯的庶子身份，从被逐出神族后逆袭崛起，一路横推无数天骄妖孽，这般出色之人，让曾经的他也不由得心生向往。只可惜自己南宫家与万奇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南宫晴沉吟了一会后，有些好奇地问道：“弟子大人，莫非是对这莫奇空感兴趣？”
苏九哥毫不避讳地点了点头，微眯着眼淡笑道：“的确，照你这么说来，此人也算是有趣。你们禁忌神族的觉醒神力，本弟子倒是十分想见识一下。”南宫晴笑着说道：“以弟子大人您的实力，哪怕是太古仙域之中，也无人是您的对手。这点他还是十分确信的。弟子大人已入圣境修为，便能够轻松战胜，这般恐怖的力量，已经足以媲美他神族长老们。”两人一路交谈，南宫晴也从苏九哥的言语之中得知了苏九哥此行的目的，对太古仙域感到十分好奇，想要过去看看。南宫晴自然也不会拒绝，而是表示道：“太古仙域位于诸天之外，需要跨越界海，弟子大人要前往的话，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他当日与风老与婆等人乘坐灵舟来到诸天，足足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不过，若是以弟子大人您那头坐骑至尊神吼的速度来说，10天左右便能抵达。”南宫晴说道。苏九哥微微颔首，开口道：“此行还需要带上一个人。”南宫晴有些疑惑，莫非是那位邱姑娘吗？苏九哥摇了摇头，轻笑道：“我带你去见见她便知道了。作为自己的人，楚宣柔与南宫晴两女迟早都要见上一面的。”恰好这时候连月不在，两人回到了苏九哥所居住之地。前方悠然传来了一道悦耳的琴声，这琴声使人心神宁静，享受无比。不少珍禽异兽围绕着这座缥缈的宫阙外盘旋，宛若仙境，超脱凡尘。南宫晴微微一怔，美眸有些惊叹的喃喃道：“琴声，弟子居住之地怎么会传来琴声？而且从这琴声之中，自己最近有些忐忑烦闷的心绪都变得平静了起来。”苏九哥带着南宫晴来到了水榭庭院之中。楚宣柔今日身着一袭天青色的衣裙，正静静地在小河流畔上的轩庭内弹奏着龙皇古琴。她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从其玉体上散发着莹莹流光，音律大道环绕，弹奏出一缕缕动人悦耳的琴音。南宫晴一愣，看着眼前这面容清丽、仙姿玉骨的绝美女子，脸色显得有些意外。不得不说，楚宣柔身上天生就有着一种柔弱惹人怜惜的气质。南宫晴失神了片刻，说道：“这位姑娘是？”苏九哥一笑，她叫楚宣柔，身怀绫罗神体，她的琴音与体质特殊，可助人修行，乃是我新收的侍女。南宫晴点点头，在见到楚宣柔后的第一眼，心中便莫名的涌出了一股危机感。楚宣柔的修为不仅比乃是虚神境3重，不仅比斩元境5重的自己高出不少，其容貌也丝毫不弱自己分毫，更是身怀绫罗神体，精通音律。见弟子大人这模样，好像十分看重，这让南宫晴心里颇为不是滋味。他所不知道的是，苏九哥所看重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两女各有其优势，一个圣级的炼丹师，哪怕是在地族之中也不多见。楚宣柔的琴音逐渐舒缓了下来，她缓缓张开眼，当见到苏九哥时，美眸一亮，轻声道：“公子。”苏九哥带领着南宫晴上前，两女简单的介绍了一番。南宫晴笑盈盈的主动伸出手，说道：“宣柔妹妹的琴音当真是动听，哪怕我在太古仙域之中，都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音律。作为禁忌神族族长之女，虽然修为稍有不如，但南宫晴自小所培养出的气质与谈吐，远不是的楚宣柔能够比较的。”打从两女刚一交谈开始，从气场上来说，楚宣柔便弱了不止一筹。楚宣柔显得有些拘束，但还是伸出手，友好的伸出手。苏九哥在旁见状打趣道：“以后你们两个可要好好相处。”南宫晴掩面一笑，说道：“我与宣柔妹妹一见如故，这是自然。弟子大人，就是宣柔妹妹与我们一起前往太古仙域吗？”苏九哥点点头，而一旁的楚宣柔则是有些不明所以。太古仙域？南宫晴十分热情的上前挽着他的手，笑盈盈解释了起来。若是旁人见到，还以为二人是很早以前便认识的姐妹呢。在一番了解过后，楚宣柔美眸闪烁，对于南宫晴口中的太古仙域，她倒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由得感到十分向往。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此刻，苏九哥正在轩庭之中吹着凉风，屋内闪烁着微弱的灯火，耳旁传来了屋内两女的嬉闹声。呀，宣柔妹妹，你这儿怎么这么大？弟子大人想必很喜欢吧？屋内突然响起一道娇哼嘤咛声。别闹呀！正在欣赏着月光的苏九哥听着二女的娇声，不禁眼皮直跳，心中莫名升起一股无名的邪火。深吸了一口气，苏九哥起身来到屋外，缓缓推开了房门。这突如其来的开门，猝不及防，二女都被吓了一跳。眼前的画面实在是太过香艳，两位面容绝各有千秋的女子正在互相嬉闹，她们穿着轻薄透明的薄纱，雪白丰腴的玉体在灯火下若隐若现，格外的诱惑。楚宣柔绝色的俏脸有些绯红，美眸迷离的喘息着，高耸入云的双峰不断起起伏伏，衣裙与青丝凌乱，露出了白里透红的香肩。而一旁的南宫晴却狡黠一笑，故作惊讶错愕的抽身说道：“呀，弟子大人，您怎么来了？”叮，天命女主南宫晴好感度增加。叮，天命女主楚宣柔好感度增加。次日一早，苏九哥与两女齐乘上至尊神吼，准备出发了。他们的关系也因此而变得亲密无间了起来。楚宣柔此刻低着脑袋，美眸晶莹闪烁，有些不敢看苏九哥的身影，反倒是一旁的南宫晴倒是显得心情很是不错。苏九哥一脸正色，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昨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现在想起来，苏九哥便不由感到一阵懊悔。随着至尊神吼长啸一声，直接承载着三人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离开了此界，一路沉默无话。终于不知过了多久，南宫晴上前柔声说道：“弟子大人，太古仙域在界海之外的位置之外，那儿可得小心一些。我们神族来时可遭遇到了不少袭击。”苏九哥点点头，他自然是明白南宫晴的意思。诸天万界的界海边缘可不平静，亡魂老祖便出自于此。那儿不仅有着作恶多端逃亡在此的修士，更有着古老无比、虚空荒兽的存在，几乎每日都会发生血流成河的事件。所临界界海边缘的道域被称之为罪恶之地，
因为无人管理，连不少超级势力传承者都不敢轻易踏足于此，连竞技神族的灵州都敢肆无忌惮的袭击，可想而知那儿都是一群怎样的亡命之徒。苏九哥淡淡道：“敢来，都杀了就是。”一头圣境的天地神兽至尊神吼，其战斗力可是能够比肩至尊的存在，这一路上注定是不会平静。望着眼前这位如同太阳一般霸道无双的弟子，南宫晴一时间不由得吃了，那绝美动人的脸蛋泛起一丝红晕，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有些温热。今天的她身着一袭红色抹裙，肌肤赛雪，气质出尘，看上去宛若仙子一般。比起羞涩不已的楚轩柔，身为竞技神族的她性格主动无比。南宫晴呢喃道：“弟子大人。”这般眼神让现在的苏九哥有些受不了，有些无奈的扶额说道：“我修炼去了。”南宫晴闻言一愣，随后美眸闪过一丝失望之色，乖巧的点点头说道：“明白了。”5日后，虚空之中，苏九哥将灵舟召唤而出，随后开始了闭关修炼。至尊神吼遨游于这艘巨大奢华的灵舟正前方。至尊神吼这个坐骑虽然拉风神峻，但此行路途遥远，相比起晃动不已的神吼，还是灵舟更为舒坦。甲板之上，南宫晴有些幽怨地望了那扇紧闭着的厢房，那儿正是苏九哥所闭关的位置，开口道：“弟子大人可真是无情，明令！”楚轩柔一听，脸色便瞬间通红，娇嗔道：“说什么呢？公子的心思可不是我们所能够猜测的。”短短1天时间，两女的关系却变得亲密无间，有了质的飞跃。公子，南宫晴有些羡慕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可真羡慕你这个。”他能够明显感觉到，弟子大人似乎对楚轩柔有些不同，光是这个称呼便是自己所没有的。楚轩柔一怔，有些不理解地说道：“为何？”南宫晴摇了摇头，望着那一望无际的浩瀚虚空，越往深处走，便越脱离了诸天的中心。此地荒芜空寂，没有丝毫生灵的存在，周围遍布着许许多多的死星，有些冰冷。南宫晴，算了，也不知道弟子大人是怎么把你这个傻白甜给骗来的。再往前走，便快到了界海，我们可得注意一些，在这儿可是有不少虚空荒兽的存在。公子可是个好人，是我亏欠了公子。楚轩柔一脸认真道：“虚空荒兽，这是何物？”南宫晴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道：“还说不是傻白甜，你究竟是那个诸天哪个势力的弟子？这虚空荒兽可是能够蚕食道域的，其体格庞大，实力也是。”话还没有说完，从最前方便传来一道悲凉的长吟，仿若来自亘古，直击灵魂的声音。这声音难以形容，令甲板上的楚轩柔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些发寒。南宫晴美眸一凝，有些意外道：“来了！此地明明还没有抵达界海边缘，为何会在这里出现虚空荒兽？”楚轩柔望向前方，黑压压的一片，什么也没有。但随着灵舟的推进，他终于是一窥那虚空荒兽的真容。之前那黑压压的一片，根本就是对方的躯体。那是一头体型长达数千米，浑身遍布着腐朽藤蔓，堆积满岩石，深黑色的虚空巨兽。巨兽像是一头遨游在虚空中漫无目的的鲸，有着一对双鳍，尾部不断的拍打着，每晃动一次，那周遭虚空便会卷起狂暴无比的逆流。这种宛若来自深空的压迫感，不禁让楚轩柔呼吸一滞，浑身颤抖了起来。这便是虚空荒兽。当见到那头虚空荒兽的身形之后，南宫晴长舒了一口气。一头幼年的虚空荒兽而已，不必太过担心。弟子大人正在闭关，而他也根本不用弟子大人出手。幼年的虚空荒兽虽然看上去恐怖无比，但真要战斗起来，斩元境的自己都能够解决，更不用说弟子大人的灵舟乃是至尊级别，荒兽根本就破不了这护舟大阵。见南宫晴这般轻描淡写的模样，楚轩柔美眸透露出不可置信，惊呼道：“这是幼年？”南宫晴笑盈盈的点了点头，解释道：“成年的虚空荒兽体型最少也有数万米之长，也可以因此而判断它的实力。虚空荒兽真正强大之处在于那能够蚕食一切的特性与强大无比的力量。光是这么一头幼年的荒兽所爆发出的力量便能够达到虚神境，但是由于体型太过笨重，哪怕是修为稍弱的修士也能够满满磨死它，无非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南宫晴笑盈盈的点了点头，解释道：“成年的虚空荒兽体型最少也有数万米之长，也可以因此而判断它的实力。虚空荒兽真正强大之处在于那能够蚕食一切的特性与强大无比的力量。光是这么一头幼年的荒兽所爆发出的力量便能够达到虚神境，但是由于体型太过笨重，哪怕是修为稍弱的修士也能够慢慢磨死它，无非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就在这时，一道充满着威严霸气的吼声响起。吼！至尊神吼朝着那头虚空荒兽咆哮，护于灵舟周围，直接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朝着虚空深处冲击而去，犹如金色的陨星一般。他那粗壮无比的四肢朝着虚空荒兽拍去，直接从那头虚空荒兽巨大的身躯之中贯穿而出。轰！那头虚空荒兽发出一道刺耳的悲鸣之声，在其庞大的躯体之上，赫然出现了一个血淋淋的窟窿，无数蓝色的血液汹涌地喷涌而出。虚空荒兽竟然拖着重伤的身子，直接没入深浅的虚空之中，消失不见。这也是他特有的能力，虚空缩，能够穿梭于这虚空之中，出现在任何一处地方。楚轩柔，他逃了！这般动静也直接惊动了正在闭关当中的苏九哥。吱呀，甲板上的厢房门被推开，苏九哥从中走了出来。经过5日的修炼，修为又一次有所增进，入圣境2重。弟子大人，南宫晴美眸闪过一丝喜色，上前娇声道：“刚刚有一头虚空荒兽出现，已经被神猴给解决了。”苏九哥闻言微微颔首，望了望四周，开口道：“我们现在到哪了？”南宫晴，前方便是界海的范围了。诸天浩瀚无穷，5天时间便能够从地族苏家的圣皇道域抵达界海范围，这个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了。苏九哥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而南宫晴此时却是有些犹犹豫豫地凑上前来，绝美的俏脸娇艳欲滴，动情无比。
在尝试到那般美妙的感觉之后，可谓是流连忘返。在这几日弟子闭关的时间里，一直有些渴望。苏九哥脸色有些古怪的道：“你要做什么？”南宫晴没有说话，而是美眸如春的望着苏九哥，伸出雪白如藕的玉手拉起苏九哥的右手，竟然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胆大包天的将苏九哥的手放于自己柔软光滑的双峰之上。操！这是苏九哥的第一反应，他整个人都呆住了，实在是没有想到南宫晴竟然这么大胆。而另一边的楚宣柔在见状过后，更是瞬间羞红了脸，娇啐道：“呸！不知羞！”南宫晴那动人的脸庞神色妩媚无比，不安分地摩擦着玉腿，声音软糯的呢喃道：“弟子大人。”他将苏九哥的手按得更用力了一下，这一声酥酥麻麻，可谓是直接让苏九哥兽血沸腾，彻底疯狂。被一位红发鲜艳似火、身材诱惑的绝美女子如此挑逗，这若是无动于衷，这还是不是男人？苏九哥眸光闪烁，看向了他身后的楚宣柔，声音有些沙哑道：“你也来。”楚宣柔低着脑袋，羞得恨不得埋进地里，耳根都已经红透了。他轻轻地嗯了一声，随后缓缓走上前去。厢房内，苏九哥高大无比的身姿俯瞰着那两个赤果果的小白兔，低吼一声，正准备扑上去之时，外界虚空之中突然传来隆隆的巨响声，整个灵州都开始猛烈地晃动了起来。外界传来一道愤怒不已的声音：“究竟是谁敢伤了我的小知音？给我滚出来！”此时又响起一道声音尖锐、有些惊奇的另一个人声：“咦，这是至尊神猴？这怎么可能？这般天地神兽怎么会出现在此处？竟然还是圣境的！”厢房内正准备来一番狂风暴雨般激烈战斗的苏九哥，如同被浇灌了一盆冷水，突然兴致全无。南宫晴与楚宣柔二女也是被吓了一跳，赶忙拾起了一旁的衣裳。南宫晴，外面有人！一道恐怖的气息弥漫，苏九哥的脸色从未有过的阴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被人打断心智。此刻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冲动，那就是杀人。看着两女，苏九哥近乎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本弟子，我去看看外面出了什么事。”嗡！金色的神芒闪烁，苏九哥重新恢复了装束，出现在了甲板之外。此刻虚空中，一头虚空荒兽正出现于灵州的对面，体态庞大，遮天蔽日，正是之前受伤去而复返的荒兽。只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身躯之上站着两位男子，为首之人是位身着黑衣、气质桀骜不驯的青年。青年右眼有着一道狰狞的疤痕，面容瘦削，体态修长，而另外一位则是个贼眉鼠眼的死胖子。胖子于球眯着那本就不大的眼睛，紧盯着至尊神猴，有些渴望地说道：“齐邪，这可是头天地神兽啊！若是我们抓了，那日后这界海之中还不得我们残狼帮说了算？”齐邪微微颔首，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傲然道：“不错，只是圣境天地神兽可不好捕捉。”于球眼珠子转了转，随后搓着手，嘿嘿笑道：“这可不是你齐邪该说的话。那从太古仙域之中所前来的灵州，我们都劫，不过是一头圣境的畜生罢了，这有什么？想必难不倒狼主您。”齐邪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也是。”自傲无比的他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初差点被准帝级别的风痨给一场拍死。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存在，检测到天命主角存在。而就在两人商议怎么捕获至尊神吼之时，苏九哥脚尖轻点，不知何处踏立于至尊神吼之上，一头黄金色的长发飞扬，气息如渊，高大神武，地眸微眯，好似蕴藏着无尽的怒火，开口道：“想要本弟子的坐骑至尊神吼，你们可有问过本弟子的意见啊？”这是苏九哥第一次，不想慢慢割韭菜，管他什么天命主角，敢坏本弟子好事，直接给你骨灰都给扬了，嘎掉，统统嘎掉。姓名齐邪，身份残狼帮狼主，天命主角，年龄39，性格杀伐果决，狂傲不服，坚韧，境界入圣境6重，请注意年龄39，不要纠结修为为什么比主角高了。体质天狼体，诸天万界排名第127，身怀此体，肉身与恢复能力如同妖兽一般，天生强于常人，能够统领万狼。天煞孤星命格，受其影响，性格大多记仇残暴，有着如同孤狼一般的高傲。功法天月经，煞气诀，磨砂血爪。宝物鬼皇面具，天狼爪。生平经历遭父母抛弃，被苍狼所养大的婴孩，有仇必报，在界海之中靠着一手残暴的手段占据一席之地，创立残狼帮，打劫虚空中的各方修士。当前气运值5万。苏九哥皱了皱眉头，一个入圣境的天命主角，气运值竟然只有5万，与秋莲月与万气空相比，简直是低得离谱。那胖子于球当见到这般俊美不凡，再加上其那一头闪耀无比的金发的苏九哥时，口水都差点流下来了，不断吞咽着唾沫说道：“真是俊俏啊，只是为何此人的模样有些眼熟？”于球暗暗想到。而另一边，齐邪眉头一挑，面色有些不善地俯瞰着苏九哥，质问道：“就是你伤了我的宝贝指音？”一边说着，齐邪一边打量着对方，这般不凡的气质，他也只在那些超级势力的道统传人中所见。不过这又如何？那些超级势力所谓的天骄们，他可是不知道杀过多少个。苏九哥看了眼那不断嚎叫，像是在告状一般的虚空荒兽，不屑至极地说道：“一头虚空荒兽也当个宝？这界海果然是一群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齐邪眸光大震，满是杀意的冷声道：“你说什么？”黑黄渊戟出现在手中，抬起指向空荒兽身躯之上的齐邪。苏九哥神色睥睨，傲然地说道：“滚过来，临死！”混蛋！如此挑衅之言，让齐邪满头黑发乱舞，庞大的杀意释放而出，银色闪耀的天狼爪出现于手中，直接化作一道黑芒，朝着苏九哥杀去。齐邪，等等！
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余球猛然间想到了什么，脸色大变的开口说道：“此人便是前段时日名声大噪的苏家弟子，在他身后站着的可是地族苏家，不是我们所能够得罪得起的。”见到苏九哥身后灵舟之上的那个苏字时，余球顿时间脊背发寒，惊恐道：“他们只不过是游荡于虚空之中的贼匪，平日里靠着截获灵舟为生，见不得光，如何得罪得起诸天之中最为巅峰的地族世家？”齐邪双眸闪过摄人的光芒，瞳孔变得宛若兽瞳，毫无顾忌的冷喝道：“地族之人又如何？我齐邪连禁忌神族之人都敢杀，还会怕区区一个地族之人？这不一样！”余球听了，差点被吓尿了，气得直跺脚。这个家伙每次一上头便容易失去理智。地族与禁忌神族，一个大本营在诸天，一个在太古仙域。神族可能没有时间理你，但人家在诸天的地族会没有吗？他们随便派个至尊过来，便能够横扫混沌无比的边缘界海，更不用说此人还是地族弟子，一尊活着大帝的亲子。余球彻底慌了，面色大惊道：“齐邪，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他是弟子啊！”在他身后站着的不仅仅是一整个地族，还有一尊大帝。余球近乎是尖叫道：“这番话如同一泼冷水，顿时间让齐邪清醒了不少。他身形一顿，一时间停留在了虚空之中，眼神闪过一丝清明。余球，你可有骗我？”齐邪转过身，冷眼看着他。余球急了，生怕齐邪伤到了那弟子大人，赶忙说道：“我骗你做什么？”而就在这时，一道悠悠的声音响起在齐邪耳旁：“不用想了，本弟子今日非杀你不可。”苏九哥高大神武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齐邪身前，不灭神魔体的强大力量，紧握着黑黄渊戟便是重重一扫。齐邪脸色大变，双手交叉于身前，以天狼爪的力量进行抵挡。轰隆隆，虚空中响起一道惊天炸响，漆黑无比的光芒从中绽放。齐邪被这股恐怖的力量震得浑身气血翻涌，向后暴退数千米之远。若非有着天狼爪的效力，苏九哥这一击只怕是会直接要了自己的性命。齐邪怒了，双眸泛起诡异的红色光芒，咬着牙寒声道：“一个刚破入圣境的蝼蚁，你也敢对我出手？我看你是真想死了。”说罢，齐邪也懒得管他是什么身份，天月经运转，整个人直接化作了一道嗜血无比银白色的天狼，朝着苏九哥扑杀而来，犹如一头丛林中的猛兽，浑身气息惊人，杀意滔天。魔杀血爪，枪！黑黄渊戟竖着斩下，武器之间的碰撞，从中迸发出无数的火星与大道之力。天狼爪甚至都未接近苏九哥的肉身，穿刺在这漆黑大戟之上。齐邪僵持在了虚空之中，额头青筋暴起。从天狼爪上所传来的反馈，令他的手都隐隐有些发麻。齐邪心中骇然，这是什么力量？切换了不灭神魔体的苏九哥，目光如渊，浑身上下每一处肉身都充满了极致的力量，犹如神魔附体，其重达万吨的劲力让齐邪一时间寸步难进。苏九哥单手握着黑黄渊戟，相比起双爪齐用的齐邪来说，看上去轻描淡写，轻松无比。苏九哥盯着他，淡淡道：“若你甚至还比不上莫奇空。”说话间，苏九哥向前迈进一步，从那黑黄渊戟之中蓦然爆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缕缕漆黑色的神魔大道从中绽放。手持双爪的齐邪不断向后退去，他脸色狰狞，胸腔瞬间被怒火所充斥。虽然不知道莫奇空是何人，但他是绝对容受不了一个境界不如自己之人说自己弱的。远处的胖子余球脸都紫了，大喊道：“弟子大人，齐邪，你们不要再打了！齐邪，你快住手啊！”齐邪心底一狠，眼中闪过一丝阴芒，浑身散发出猩红色的气息。齐邪口中不断发出狼嚎似的低吼，他的脸颊与肌肤浮现出银色的月轮，从中逐渐生长出茂密无比的银色狼毛，双手变得更为粗壮，力量也成倍的加强。轰！天狼体全开，齐邪口中吐出灼热无比的热气，怒吼道：“我要杀了你！”此刻的齐邪本能占据了理智，一切回归最为原始的形态。枪！齐邪双手猛地一抬，竟然短暂的脱离了黑黄渊戟的压制。哦，苏九哥略感诧异，看着眼前那化身为狼人、浑身长满毛发的齐邪，有些戏谑的说道：“原来是一头畜生啊！”哦！齐邪长啸一声，微微弓起身姿，呈现出狩猎的姿态。天狼爪锋利无比，爪尖闪烁起冰冷的银光。天狼体全开，此刻的齐邪行踪鬼魅，围绕着苏九哥的周围寻找破绽，仿佛一头嗜血的凶兽。魔杀血爪！在苏九哥的身后，连虚空都撕碎的双爪朝着他袭来。齐邪目露疯狂，大吼道：“死吧！”苏九哥毫无反应。就在齐邪以为能够见到血液四溅之时，苏九哥手中的黑黄渊戟一翻，回身便猛烈的一击。因果神眸早就已经预料到了他下一步的动作。黑黄渊戟之中释放而出的神魔之气浓郁至极，无数狂乱的气流卷起，两者相撞，这片虚空又一次炸裂，十方俱灭。轰！这一击下去，齐邪的天狼爪竟然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力量，从爪尖而起，逐渐化作粉碎。咔！至尊级别的法器在地兵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齐邪瞳孔一缩，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苏九哥地眸玩味，神情之中满是戏谑之色，嘲弄道：“玩够了吗？玩够了，你也就该死了。赶坏自己好事，打从一开始苏九哥就不打算留其性命，就算这么做得到的反派值远没那么多，又如何？”苏九哥将黑黄渊戟高高抬起，然后落下。这漆黑色的大戟压迫感十足，直接没入了齐邪的整个视野。巨大的恐惧直接填满了他的内心。齐邪双目赤红的不甘的怒吼道：“不！”噗嗤！随着黑黄渊戟的落下，齐邪整个人就这么生生的被一分为二，血肉分离，无数的血液喷涌而出。叮！天命主角齐邪陨落，气运值损失3万。气运值包括天命女主重要人物，3万是齐邪自己的。
恭喜获得反派值3万，获得天狼体本源、天月经、煞气诀、磨砂血爪、鬼皇面具、天狼爪、残仙品灵石。一个入圣境6重的天命主角，就这么轻易被苏九哥给斩了。这恐怕是自苏九哥出世以来第一个养都没有养就给嘎了的韭菜。苏九哥面色平静，地眸冷漠无比地看着坠落于虚空深处的奇邪尸首，淡淡道：“本来你还可以活长一段时间的，下辈子可不要再坏人好事了。”这血腥无比的一幕，直接把虚空荒兽上的鱼球给吓得浑身发抖。鱼球神情恐惧，浑身肥肉一颤一颤的，不可置信的喃喃道：“奇邪就这么死了？”双腿发软，下半身更是不知何时已经湿透了。当见到远处的苏九哥正好回过头看向自己时，鱼球如坠冰窖，二话不说便拍打着脚下的虚空荒兽，急忙道：“小知音，我们快走！奇邪都死了，那就更不用说自己了。眼下唯有依靠着虚空荒兽能够遁入虚空的力量，方才可能逃离这里。这苏家弟子当真是恐怖无比。”可小知音却没有动弹，而是不断地发出凄凉无比的悲鸣之声，像是在呼唤奇邪似的。鱼球见状，怒骂道：“小知音，你在做什么？走啊，走！本弟子在这，你想走到哪去啊？”苏九哥有些玩味的声音传来。鱼球身子一僵，浑身发抖的回过头去。当看到同样站在虚空荒兽之上的苏九哥时，双腿一软，直接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涕流的磕头说道：“弟子大人，弟子大人饶命啊！小人不过是个过路的，可从未有过想要对弟子大人您不敬的意思啊！”一边求饶着，鱼球一边心中咒骂着奇邪：“王八蛋，你自己找死就算了，竟然还要牵连上我！奇邪，你不得好死啊！”他知道这些地族的天骄向来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连奇邪都死了，就更不用说入圣境都不到的自己了。现在只能够祈求对方的原谅。苏九哥眼眸微眯，就这么看着眼前跪地求饶的胖子。突然，脚下的虚空荒兽发出一阵悲鸣，剧烈的晃动起了身姿，试图要将苏九哥给甩下去一样。虚空荒兽不断挣扎翻滚，恐怖的力量直接让虚空都颤动了起来。苏九哥冷哼一声，手中的黑黄渊戟朝着脚下重重一刺，噗嗤，血肉被穿透的声音。黑黄渊戟中狂乱无比的力量瞬间侵袭了虚空荒兽的全身，将其的内脏体内所卷碎。虚空荒兽那硕大的瞳孔光芒消散，最后发出一阵痛苦的悲鸣声陨落。作为虚空中特有的生灵，荒兽哪怕是死亡，也不会被堕入这无尽的漆黑深空中，而是会静静的漂浮，成百上千年后腐化。这杀伐果断的一幕，让鱼球心中更为惧怕骇然。他浑身发寒，身子都有些僵硬了，以头着地，一直不敢抬头直视着苏九哥。苏九哥眸光闪烁，当发现鱼球面板之中那2个醒目的字眼后，心中不由感到强烈的不适。特么的，怎么什么人都有啊？看不出来这胖子还是这种货色。苏九哥嫌恶的转过身，似乎躲在此刻待上一会都会反胃，直接离开了此地。感受到苏九哥的离开，鱼球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望着远处已经登上灵舟苏九哥那耀眼无比背影，鱼球神色激动，红润无比，口中不断沉重的粗气。他的眼中不仅仅夹杂着畏惧，更是有着兴奋与火热，某处地方更是支棱了起来。鱼球舔了舔嘴，有些渴望道：“好想被这位弟子大人奖励啊！”话还没说完，一道恐怖无比的神通朝之轰来，混沌光迸发，其中爆发出磅礴汹涌的威能。轰隆隆，一片白茫茫的光芒照耀起这片虚空，连带着虚空荒兽的尸体都在这股力量直接炸裂成了粉碎，无数巨大的肉块横飞。灵舟之上，经过与奇邪一战，让苏九哥兴致全无。屋内的南宫晴与楚轩柔二女也不知何时整理好了装束，两女皆是一脸羞红的表情。南宫晴走出了房门，闻见了虚空之中浓郁至极的血腥味，蹙了蹙眉头，有些疑惑地说道：“弟子大人，这是发生什么了吗？”苏九哥摆了摆手，淡淡的说道：“无非就是几个不长眼的家伙而已。”南宫晴点点头，他大概猜到了一些。在这界海边缘之处，有着无数性情残暴的贼匪存在，想来刚刚灵舟之外的动静便是如此。见弟子大人心情好像有些不太好的模样，南宫晴轻声说道：“那弟子大人，我们还欲言又止。”苏九哥脸色有些古怪的说道：“还是算了吧，此地也差不多快到界海了，容易迷失方向，接下来还要有你带路呢。界海之外，那便是另一片天地，不在诸天之中，那儿到处都是恐怖至极的虚空乱流漩涡，极容易迷失方向，稍有不慎，甚至连至尊都可能被卷入其中。”南宫晴莞尔一笑，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枚纸鹤，轻声说道：“弟子大人大可放心，太古仙域的位置虽然难以寻觅，但若是有了此物，一切便不足为虑了。”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挑眉道：“哦，竟然还有此等宝物？”南宫晴，此物名为寻纸鹤，乃是我太古仙域独有的宝物，有了它的指引，便能够准确地寻找到太古仙域的位置。说到这，南宫晴上前，胆大的踮起脚尖，在苏九哥耳旁吹着热气说道：“弟子大人，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苏九哥瞥了他一眼，失笑道：“你还真是个不满的家伙。”说罢，便直接揽住其纤细的腰，直接将南宫晴扛了起来，朝着屋内走去。这片虚空静谧无声，空旷无比，整个世界就仿佛只剩下了他们三人的存在。这几日下来，在得到了奇邪身上的3万反派值过后，苏九哥也并没有急着消费，而是好好的陪伴了一番两女。为了防止先前那一幕的发生，苏九哥特地嘱咐了一番银老与至尊神吼，让他们清空这片虚空周围的一切人和物。两女的双相值都达到了100%，对于苏九哥也亲近了不少。苏九哥自然乐得见到这一幕。若是每个人都对自己毕恭毕敬的，那反倒是有些枯燥乏味。灵舟的正前方有着一只纸鹤正在飞舞，在寻纸鹤的带领之下，灵舟很快便抵达到了界海之中。
界海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混沌之海，相比起荒芜寂寥的虚空，这里四周的一切都变化成湛蓝色的模样，一缕缕气流不断的上升盘旋，无数大大小小的虚空漩涡涌动着，看上去光怪陆离，数条颜色各异的极光闪过，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感。这平静涌动的虚空漩涡，若是不慎跌落进去，只怕是会被其中的力量所撕裂的粉身碎骨。界海之中危机重重，可对于苏九哥一行人来说却不足为惧，反倒是像是观光一般欣赏着这里。一直到了第8天，眼前的视野发现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终于渡过了界海，来到一片璀璨无比、悬挂着耀眼群星的星空中。这里便是诸天外界的对立面，另一片星域。望着这片与诸天万界并无不同的虚空，苏九哥不禁喃喃道：曾经父亲告诉我，在诸天万界相邻之外，还有无数的星域存在，而那些阴暗面的生灵便是从那些地方而来。就如同诸天之中所有的生灵都以为大地便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巅峰，却殊不知在大地之上，或许还存在着不为人知、使人着迷的境界。自己虽贵为帝子，更拥常人所没有的系统存在，但保不准还有什么会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出现。虽说是天命反派系统，但要是真如同剧本之中的反派那般不带脑子、不可一世、目中无人，只怕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念及此处，苏九哥的心境又有所提升，在两女的惊讶声中再次突破，入圣境3重。他本就身怀先天混沌神体这般诸天第一体质，天赋万中无一，突破对苏九哥来说就犹如吃饭喝水那般简单。南宫晴美眸闪烁，泛起异彩的惊呼道：弟子大人，您又突破了！楚宣柔，恭喜公子再次突破，以公子您的实力，只怕是诸天之中已无人再是您的对手。苏九哥看了眼两女，用手抚摸了一下他们的发丝，轻笑道：行了行了，这些话本弟子都不知道听多少遍了，耳朵都有些起茧了。晴儿，你以后也如宣柔一样，不必唤我尊称，喊我公子便可。南宫晴美眸一亮，有些惊喜地说道：公子能够得到弟子大人的认可，心里就跟吃了蜜糖一般。灵州很快便抵达了太古仙域的入口处，与所来之处一样，那是一处空无人的星空，没有丝毫生灵存在。若非荀芷鹤在此处停下，苏九哥只怕会平白错过。南宫晴抿嘴一笑，柔声道：公子，我们到了。苏九哥望了望四周，这太古仙域根本就没有入口之处。他地眸微眯，因果神眸的力量发动，视野里周围的星空发生了惊天的变化。这浩瀚无穷的星空中，无数密密麻麻的金色神链交织，神链之上篆刻着神族的铭文。灵州虽然能够无使这些金色的神链穿越，但在上方与下方看去，铺天盖地的神链就宛若一个牢笼一般，将其囚禁在了其中。那些金色神链所蔓延之处，竟是一扇敞开着的金色殿门。那殿门如同深渊般深不见底，不知通往何处，瑞霞缭绕，神光普照，显得格外不凡。这般宏伟壮阔，宛若神迹的一幕，饶是苏九哥也不由啧啧惊叹。禁忌神族的手段果然超乎寻常。因果神眸褪去，周围的一切又变化回了之前那苍辽没有边际的星空。封锁在这片天地的金色的神链蓦然消失，那金色的殿门，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曾离开，却又从未出现。因果神眸褪去，周围的一切又变化回了之前那苍辽没有边际的星空，一切似乎都不曾出现。南宫晴在旁见状，有些诧异地说道：公子您莫非是能够看见我神族的入口？这金色的殿门，唯有他神族之人以血脉之力呼唤，才能够感受得到。苏九哥淡笑一声，做得挺不错的，只是这是不是少了殿门？南宫晴闻言娇躯一震，满脸不可思议之色。这怎么可能？弟子大人竟然真的能看见？什么门？楚宣柔在一旁一脸问号吗？歪着脑袋，有些不明所以。喵喵喵。苏九哥地眸闪烁，好像有点不完整。如果自己没有看错的话，从步入这片星空之时，自己等人便进入了一处由古之神族所建立、躲避阴暗面侵袭的神阵。这处阵法，哪怕是动用神识，也根本无法发现，也根本不会被触动。若是想要寻找，只怕会迷失在这片诸天之外的星空中。只是令苏九哥有些奇怪的是，为何这通往太古仙域的入口处没有殿门？按道理来说，这种大阵是类似于遮天阵法，甚至更高出一截的存在，没有殿门的封锁，接触到那片星空时便会进入太古仙域之中。南宫晴平复了一下自己震撼无比的心情，解释道：这里曾经是有殿门的，只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消失了。他所不知道的是，早在数万年前，苏皇即为了寻找长青大帝遗女秋莲月，便曾来到过此地。那封锁的殿门便是被其以恐怖的地力给生生打碎的。苏九哥微微颔首，笑着说道：有趣，我们进去吧。说罢，这艘灵舟便朝着那金色的殿门入口处驶去。当灵舟的头部接触到那入口之时，竟然意外地消失于星空之中，没入了进去。嗡！一道苍茫茫的白色光芒直接淹没了众人的视野。当再一次回过神来之时，灵舟已然出现在了太古仙域之中。此地的天地灵气不弱于诸天之中任何一个超级势力，而且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天地灵气之中，还隐约夹杂着一丝先天子气的存在。先天子气唯有存在数万年甚至更为长久的道域之中，方才有可能孕育而生，就如同苏家的圣皇道域一般。这代表着此地气运极为浓烈，诞生出绝世妖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灵舟遨游在这蔚蓝的天空之上，南宫晴脸色欢喜，呼吸着此地清新的空气。灵舟穿梭过云霞，一缕缕清凉的微风拂面，满头鲜艳似火的红发飘摇。公子，我们到太古仙域了，想不到自己还能够重新返回到太古仙域当中。楚宣柔正好奇无比地打量着四周，在灵舟附近有着从未见到过的珍禽异兽，一只只羽毛亮丽光泽的灵鸟伴随而行。在灵舟的正下方，能够看到那一座座连绵不绝的翠绿色山脉，风景宜人。这里便是神族的所在地吗？真美啊！苏九哥淡笑着说道。这里是哪？南宫晴沉吟了一会后说道。
这里数值山脉一望无际，想来应该是在大雾境内，只是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神族的领地了。竞技神族虽然氏族颇多，但总人口却稀少无比，所以这一整个太古仙域之中，除了各方大城，像这种空无人烟未被开发的地段还是极多的。南宫晴，公子，我们此行去哪？莫七家身处在北域大雪境，公子若是不着急的话，可以先去我南宫家做客。苏九哥眸光闪烁，笑着道：“再说吧，先到处看看。”初来此地，苏九哥也想感受一番太古仙域的不同之处。南宫晴微微颔首，三人乘坐着灵舟，不知前行了多久。忽然，最前方的至尊神吼停顿了下来，发出一阵低吼之声。他转过硕大的脑袋，看向苏九哥的方向。怎么了？苏九哥有些好奇地上前而去，看向前方。只见在这片茂密山脉的另一头，天空被晕染成了红色，硝烟滚滚。与这片纯粹自然美的原始森林比起来，那儿的地段无比的荒凉。大地光秃秃的，方圆数千里，除了堆积成山的岩石，没有丝毫动植物的存在。甚至隔着老远也能够感受到那个地方的浓重血腥味，像是曾发生了什么恐怖的战斗一般。苏九哥微微一怔，喃喃道：“这是采石渊。”一旁的南宫晴率先惊呼道：“他美眸有些凝重，不断的张望，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终于在那片焦土之上，发现了一面矗立着飘扬的旗帜，上面是他神族的文字，赫然写着：“东陵。”南宫晴，公子，前方那是我等神族之人所建立采集仙石的石渊，乃是东陵神族的领地，我们还是避让一番吧。既然已经到了东陵的领地了，那么再往前不久，便是大雾境最为繁华的古城天域城。南宫晴略带担忧地说道。有句话他没有说，作为从数十万年前存在至今没有毁灭的太古仙域，因为竞技神族的开采，现如今整个仙域内的资源都已经进入了枯竭的状态。多数神族已经派人前往诸天另寻得到仙品灵石的办法，否则他南宫家也不至于不远万里前往诸天之中寻找仙古遗迹。所以现如今竞技神族当中，每一处采石渊都是一族绝对的禁地，是绝不容许有外人前来染指的。苏九哥地眸微眯，注视着那处采石渊的方向，淡淡的说道：“说的有些晚了，他们已经来了。”就在灵舟的最前方，不知何时，一群身着黑色甲胄、威风凛凛的神族战将降临。在这群人之首的是一位脸色阴沉、身着华服的神族中年人。至尊神吼咆哮一声，卷起庞大的气流，让那群神族护卫们脸色大变，纷纷摆出了冲锋之势。圣境！东陵明皱了皱眉头，抬手，面色不善的冷声道：“阁下是何人？为何会不明出现在我东陵家的领地？难道阁下是想与东陵神族开战吗？”对面那金发男子看上去气质不凡，而那艘灵舟更是价值不菲的法器。东陵明先发制人，想要以身后东陵神族威名将苏九哥劝退。苏九哥眉头一挑，扫视了眼前这一群浩浩荡荡的神族战将，约莫数百人，但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如同面对千军万马。能够负责看守这采石渊的，皆是神族中的精锐，每一尊实力都不在虚神境之下。而那为首的中年华服男人，更是一位圣境的存在。南宫晴立刻开口道：“公子，还是让我来吧。”苏九哥没有说话，而是微微颔首。南宫晴上前一步，对面的东陵明注意到了这一幕，当看见那一头独属于南宫神族的红发，微微一怔，紧皱着眉头说道：“南宫家的人，你们不在自己的地盘好好待着，踏入我东陵神族的领地做什么？”南宫晴面色平静，声音轻柔的开口说道：“我乃南宫族长南宫芳之女南宫晴，我等无意打扰，只是刚从域外返回，一时碰巧被传送到这儿来。”南宫家族长的女儿。东陵明闻言，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点头说道：“原来是从域外回来的呀，你南宫家跑到外面做什么？”他有些好奇地问道。自从金色殿门被破坏之后，进入太古仙域的入口处就变得极为不稳定，传送到他族领地，这是常有的事，所以当听到南宫晴这么说，东陵明也没有怀疑，那一头如火般的红发，便是南宫之人最好的证明。南宫晴，这些是我族机密，不太方便透露，不知可否让我等借助一下此地传送阵，前往天域城之中？东陵明大笑一声，十分豪爽地说道：“无非就是使用传送阵而已，既然是南宫方族长女儿的要求，我等自然是不会拒绝，跟我们来吧。”说着，他率领着一众声势浩荡的神族战将们给苏九哥等人带路。灵舟之上，楚宣柔美眸晶莹闪烁，说道：“他们看起来人还不错啊。”南宫晴长舒了口气，说道：“好在对方还算是给面子，若是其他人，恐怕早就劫杀阵出手了。东陵家的天罗杀阵可是赫赫有名，十分可怕的。”一边说着，南宫晴一边看向两人，朝着苏九哥恭敬道：“公子，一会对方若是问你们的身份，你们什么都不要说，让我来就行。每个神族的采石渊中，至少会有一位至尊级别的老祖坐镇，只要借用一番他们东陵家的传送阵，前往到天域城，一切便好说了。”苏九哥嘴角扬起，毫不在意地笑着说道：“看我心情吧。”南宫晴呼吸一顿，叹了口气。作为苏家弟子，随心所欲能够约束苏九哥的东西还真不多，恐怕就连整个东陵家都不被弟子大人放在眼里。灵舟跟随者东陵明与一众神族战将们来到了采石渊，在空中上方，从上往下看去，火红色的一片，那是一座空旷不已巨大的深坑，环形交错，建立着无数运送着岩石上升的箭台，在每一个位置都有着神族之人负责安排调动，他们手持着长鞭，脸色不屑傲然地指挥着一群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带着枷锁的奴隶。灵舟缓缓降落，苏九哥三人落地，东陵明笑着说道：“跟我来吧。”他走在最前方，将灵舟给收好后，苏九哥感到有些新奇地打量着四周，这便是采集灵石的地方吗？这里倒是与诸天的矿场有些类似，唯一不同的是，诸天广袤无垠，并不缺少灵石矿脉，所以开采灵石矿脉这些苦力活大多都是宗门弟子的历练任务，
或是给附属势力与俘获的仇敌。灵石的诞生有限，越到深处越精纯，最深处的灵石，它们能够提供庞大无比的天地灵气，甚至在岁月的累积之下再生灵石。所以为了长远发展，诸天之中大多数势力都不会竭泽而渔。看此地的进度，那深坑已经挖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这么下去，也无怪乎连太古仙域这般富饶的土地会出现资源危机。周围乃至天坑的深处，都时不时传来凄厉的惨叫。敢偷懒，还不快点给我滚下去开采灵石！今日灵石若是上缴不到100，都别想睡觉了。就在几人不远处，一位同样穿着破烂之人拿着鞭子重重地击打着一众奴隶，然后带着一脸谄媚奉承的笑容，朝着正躺在椅子上享受着的神族之人叽叽喳喳地说些什么。一旁的楚轩揉搓了搓眉头说道：“这些人也是神族之人吗？”当听到这个问题时，南宫晴俏脸微变，有些犹豫地说道：“不，他们都是遗留在太古仙域的人族或是妖族。”什么？楚轩柔惊呼，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为何人族妖族会在此地？”南宫晴，我神族本就人口稀少，太古仙域虽由我们掌控，但真要算起来，此地生存着的妖族人族是我等几十倍。这些人都是在帝洛时期前我神族大能从各个道域所抓来之人的后代，久而久之，也就一同随我们在这里生存了下去。在禁忌神族世世代代刻板的印象里，妖族与人族大多便是自己的奴隶，一切都是为了神族服务。而作为南宫神族族长之女的南宫晴也不例外。若非是弟子大人在此的，她甚至根本不会有任何其他的表情。楚轩柔看向那些东陵神族之人的眼神一下就变得不善了起来。这时，一旁的苏九哥拍了拍他的肩膀，淡淡的说道：“你不是他们，没有必要与他们共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炼世界里，实力弱小的生灵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甚至就如同亡魂老祖那般的邪修，为了突破，直接活生生的炼化了几个道域的亿万生灵。相比之下，这些真的不算什么。虽然此地不少人族，但他可不会闲得没事去当什么救世主。”苏九哥面色平静，开口道：“我们走吧。”楚轩看了眼苏九哥，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公子。”苏九哥眯着眼，轻笑道：“真听话。”这时，走在最前方的东陵明忽然停下了脚步，回身打量了一眼苏九哥与楚轩柔，笑呵呵地说道：“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问了，族女阁下，您身边这2位是？”南宫晴闻言一怔，心里咯噔一声。他知道东陵明是在打探弟子与楚轩柔2人的身份。采石渊对于每一个神族来说都是重点，是绝不容许有除了神族之外的人所干涉的。若是这次回答不好，恐怕眼前这笑眯眯的东陵明转眼便会将自己等人给拿下。南宫晴沉吟片刻后，笑着说道：“他们是我的几个朋友，也同样是神族之人。”哦，东陵明有些诧异地说道：“既然同为神族之人，那为何族女阁下您要考虑那么久？不知这2位又是哪个神族呢？”族女放心，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要了解一下而已。你也知道，我东陵神族附近可是有一些仇家的。东陵明笑着说道。南宫晴点点头，淡淡的说道：“明白，这些事情我都清楚，还请放心，这2位绝不是东陵神族的仇家。我这2位朋友身份有些特殊，不方便透露，还请理解。”东陵明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南宫晴，那眼神明显是不太相信。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大笑一声说道：“既然连族女阁下您都这么保证了，那……”话还没有说完，东陵明便催动一击大神通之术，朝着苏逸仙轰来。这猝不及防的一击，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南宫晴顿时脸色大变，怒斥道：“你做什么？”苏九哥眉头一挑，像是早有准备，黑黄渊戟凭空出现于手中，面色平静地朝着前方一挑。轰！那道恐怖的大神通之术瞬间炸得4分5裂，狂暴的气流让周围不少奴隶都倒飞了出去。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没入那深不见底的天坑。一众神族战将们也拦截于此，一瞬间将在场3人给包围在其中。南宫晴怒了，俏脸冰寒，冷冷地说道：“你们东陵神族为何要动手？”东陵明笑着说道：“族女阁下，我等可没有想要伤害你的意思。眼前这2人来历不明，恐是我东陵神族敌对之人，还请族女阁下让一让，我们不会伤害到你的。”南宫晴美眸结霜，紧盯着他说道：“我都已经说过了，他们都是我禁忌神族之人，不是你东陵家仇敌。你莫非也是在怀疑我的身份？”“那可没有。”东陵明摊摊手说道：“族女阁下，您可能记得不太清楚，在很早之前的某一次神族仪式上，我曾见到过您，但这2位的面孔可是有些颇为面生了。2位如此年轻，实力不凡，想来应该也觉醒了我神族神力吧？”南宫晴立刻道：“他们血脉不纯，并没有觉醒神力。”东陵明笑了：“这样啊，那可就麻烦了。若是无法证实自己身份的话，那就只能留在这里休息一下了。”苏九哥地眸微眯，有些好笑的淡淡道：“休息？恐怕以你们的实力，还不配让本弟子留在这里休息。”东陵明不怒反笑，缓缓说道：“这位公子如此自信，在下反倒是有些相信公子是我禁忌神族的少年天骄了。”苏九哥懒得与他过多辩解，手中黑黄渊戟翻转，一股股强大的气流涌动而出。神族之人，尔等也配？不是觉醒神力？当感受到这股力量后，东陵明脸色逐渐变得不善了起来，冷笑道：“果然，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2位可是人族吧？”东陵明抬手，兵器甲胄的金属声响起，一众神族战将立刻将苏九哥与楚轩柔2人给包围在其中。南宫晴脸色大变，斥责道：“东陵明，我的人你也敢动？”突然，一道恐怖的力量将南宫晴给束缚在原地，2位神族战将南宫晴给囚禁于此。东陵明淡笑道：“族女阁下与人族有所交集，若是传出去，恐怕对名声不太好啊。想来族女阁下也应该知道，
神族的采石渊，除了我等神族之外，唯有2种人能够进入，一个是奴隶，而另一个……说到这，东陵明顿了顿，眯着眼缓缓道：“是死人啊！”南宫晴呼吸一滞，他知道今天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出去了。东陵明，既然是南宫神族族女的人，我也就给族女你一个面子，留他们一条性命。楚宣柔素手一挥，龙皇古琴立刻环抱于手中。公子，现在怎么办？乖乖在这里等本弟子就好。苏九哥平静的声音传来。面对一众虎视眈眈的神族之人，苏九歌手握黑黄渊戟，神魔之气缭乱，眼眸傲然，睥睨众生，仿佛他才是那个包围之人。苏九哥，你好像很自信啊，就真这么肯定能够拿下本弟子吗？东陵明笑了，他看向对面苏九哥身旁咆哮着的至尊神吼，轻松的说道：“你的依仗无非就是那头畜生而已，哪怕是圣境，在我等神族之人眼中，无非也就是强大一点的蝼蚁罢了。人族妖兽，天生便是我神族的奴隶，你该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苏九哥戏谑道：“神吼足以杀你，去吧。”苏九哥朝着至尊神吼淡淡道。听到苏九哥的命令，至尊神吼朝着前方的一群神族战将咆哮一声，浑身燃烧起熊熊的金色神焰，那充满威严与压迫感的气息，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忽视。至尊神吼那强大无比的气场，让东陵明皱了皱眉头，眼眸变得有些凝重。小瞧你了。他手中捏碎了一枚玉简，在通知了看守于此地的至尊境老祖后，朝着神将们吩咐道：“这头畜生，我来对付，你们去将那2个家伙给擒拿。”话音一落，对面的至尊神吼张着血盆大口袭来。东陵明拍出几道神通，觉醒神力涌动，不想毁坏这采石渊，直接凌空而起，挑衅道：“念在你修炼到圣境实属不易，若是臣服当无足天骄的坐骑，还可饶你一命。在我神族的地盘上，妖族至尊都只能够俯首称臣，更何况是你。”至尊神吼自然是能够听懂他的话，作为天地神兽，更是被一位大帝从小培养，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自傲。他咆哮一声，化成一道金色的神虹，2只巨大的手爪朝着空中的东陵明拍去。东陵明见至尊神吼不为所动，冷哼道：“哼，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他的身躯直接虚幻了起来，紧接着化作了一道道残影，天空之中数十个东陵明分化而出。至尊神吼怒吼一声，一爪子拍去，这一击下去，哪怕是一座巍峨的山岳都将顷刻间给拍成粉碎。就在这一爪解触到东陵明后，那竟然是一虚影，一瞬间消散不见。周围数十个东陵明见状，露出戏谑的表情，纷纷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出言嘲讽道：“负隅顽抗，我神族神力又岂是2等下等生灵能够知晓的？”而另一边，苏九哥面临的一众神族战将们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噗嗤！面对着数百名神族神将，苏九哥宛若神魔一般无情地收割着一个又一个神族之人的性命。敢阻挡在他身前之人，皆是被黑黄渊戟给瞬间斩断半身。而更为令人恐怖的是，他们甚至根本接近不了苏九哥的分毫。此人背后就像是长了眼睛一般，能够提前预知到所有人的动作。要知道，这里每一个都是神族精锐，最低不在虚神境之下。而苏九哥竟然以一挡百，丝毫不见褪色。嗡！四周突然奏响一道充满杀气的琴音，苏九哥咧嘴一笑，在楚宣柔的龙皇古琴加持之下，自己浑身似乎都变得轻盈了不少。手中黑黄渊戟朝着正前方横扫而去，苏九哥眸光射人，沉喝一声：“斩渊！”无数的神魔之气从黑黄渊戟之中奔腾而出，一道漆黑无比的恐怖魔光直接吞没了眼前一大片神族战将，一击扫去，无数的血液四溅飞起，这霸道蛮横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够抵挡的。轰隆隆！黑黄渊戟戟尖之上染上无数鲜血，周围遍地都是模样凄惨的半截尸体残骸。这般摄人的场景，令对面的神族战将们一时间仿佛陷入了尸山尸海的杀意之中，浑身颤抖，不敢动弹。这家伙是怪物吗？不可能，人族怎么可能这么强？南宫晴见状，脸色一喜，他瞥见了一旁有些失神看守自己的2个神族战将，心念一动，在其周身竟然燃烧起了温度恐怖的青色火焰。青苍古焰！那2个神族战将面色大变，怒目圆睁道：“想走？”噗嗤！他们刚想出手，苏九哥便抽出插在一神族战将肉身的黑黄，朝着2人投掷而去，直接贯穿了他们的胸膛。南宫晴大喜过望道：“公子！”苏九哥面色平静，朝着他点了点头，转身看向剩余的神族战将，此时已经只剩60-70人的活口。苏九哥眼眸嘲弄的不屑道：“这便是神族战将吗？不过如此。”可恶！神族战将之中如此多的同胞被对方屠戮，场面简直就是一般道的状况。苏九哥脸色戏弄，手持黑黄渊戟向前迈进一步，慑于苏九哥的威严，一众东陵神族的战将竟然向后退了。这一幕被空中正在与至尊神吼缠斗的东陵明看到了，他脸色早就没有了之前那般轻松。眼前这金色的妖兽，无论是肉身还是速度，都属于圣境之中的顶尖。而且对方那无可匹敌的蛮横力量，连自己都扛不住，这让东陵明感觉到耻辱。当见到下方的有些畏缩的神族战将们，本就心情不太好的他暴怒道：“你们都被打傻了吗？用无东陵神族的觉醒神力，一群废物！”此言乍响，如醍醐灌顶，顿时让被吓得失了神的神族战将们反应了过来。其中一人大喝道：“千变神力！千变神力！”这声音震破苍穹，在场所剩下的神族战将们皆是齐齐高喊。苏九哥没有阻止，淡淡的说道：“禁忌神族的觉醒神力吗？还真是有些期待啊。”南宫晴因为还未到虚神境，而莫奇空在苍皇界内又根本没有使用他莫奇家的天珠神力，所以这还是苏九哥第一次见到觉醒神力的场景。轰！
一道磅礴滔天的气势冲天而起，在场的所有神族战将浑身气息节节攀升，他们的肌肤之上弥漫起了一条条古老的神纹。只见在场的东陵神族战将们竟然如同先前的东陵明一样一分为二，随之在逐渐演变，到最后整个采石渊内密密麻麻的神族战将出现，从先前的50-60人到现在犹如面对千军万马一般，而且每一个的气息都是同样的境界，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的差异。枪！枪！枪！这刺耳的金属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在使用了觉醒神力之后，所有人是气大增队，如排山倒海一般的朝着苏九歌杀来。正在弹奏着的楚宣柔俏脸一变，公子。南宫晴也是瞳孔一锁，大声道：公子！东陵神族的觉醒神力千变，他们只有一个真身，其他皆是假的。东陵神族千变神力虽然并不强，但最为可怕的是，一人虽然可以分化出数道分身，所能够遭受到伤害的却只有一个本体，而其他的分身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却是100%的。也就是说，苏九歌此时面对的是实打实的这么多人。苏九歌面色平静，如此多的神族之人，似乎也丝毫不能够让他有所波澜。只见苏九歌手持起身，将黑黄渊脊给高高抬起，从其身上迸发出一股股恐怖的气旋，神魔之气席卷而出，紫金魔龙环绕，一条条玄奥神韵的大道法则流转。杀！对面冲来如同海啸般的神族战将怒吼。苏九歌眼眸淡漠，黑黄渊脊爆发出滔天的黑色魔焰，连周围的空间都一并给燃烧了起来。十方巨灭！这一击碎灭星河，四斩断万物一切，像是古代神魔重临于世，爆发出了前所未有毁天灭地的威能。入圣境的力量却可战胜。漆黑色的光芒将眼前无数密密麻麻的神族战将所吞没。轰隆隆！之前那声势浩荡、气势汹汹的东陵神族战将们，在十方巨灭之下，竟然无一活口，尽数陨灭，甚至连神魂都没有残留，连带着肉体碎裂成无数片。如此巨大的动响传来的气息，令空中的东陵明也不由得心悸不已。他不敢想象，那被他一向不屑的人族修士，竟然会爆发出连他都感到有些危险的神通之术。这不可能！一个区区虫子，连我东陵族数百精锐战将都不敌的吗？这种震惊程度，不亚于一只蚂蚁挑翻了大象。而此时采石渊内，十方巨灭所消耗的庞大天地灵气，饶是苏九歌都有些吃不消。先天混沌体又一次切换，一股股如同鲸吞一般庞大犀利的吞噬之力涌动而出，像食之不尽的饕餮一般，贪婪地吞噬着此地残存着海量的气血。嗡！苏九歌体内有些不满的气，海顿时间变得充盈不已。在将这数百位神族战将的气血给吞噬转换过后，自己的境界竟又突破了一重，入圣境4重。眼前的一片血流成河，采石渊中不知何时汇聚了无数奴隶，他们眼神晦暗，身材消瘦。当看到这一幕之时，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神族战将，在这金发神武青年面前，脆弱的犹如纸糊，不堪一击。在场所有人恐惧不已，发自灵魂的感觉到战栗。这位究竟是何方神圣？有人抿着干裂的嘴唇，神情震撼的喃喃道：他是人族吗？难道会是我人族的大能，来救拯救我们的吗？大人，还请带我等走，我等与您一样，同为人族之人，我愿意做牛做马的回报大人您。苏九歌神情冷漠，看都没有看这群人一眼。太古仙域之中的人族，奴性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自己又不是什么救世主。苏九歌没有理会耳旁嘈杂的求救声，而是转头来到了梁女身旁，淡笑着说道：没事吧？梁女摇了摇头，这番举动无疑是给在场所有的奴隶们泼了一盆凉水。人群之中，一位身材瘦削但却脸色坚毅无比的少年脸色一狠，带着枷锁的手臂直接高举起手中挖矿铲，用尽全身最大的力气高喊道：神族战将已死，我等难道还要坐以待毙，忍受他神族之人的欺凌压迫吗？苍天已死，在这太古仙域之中，并非没有我等生存的地方，甚至还有域外更为广袤的天地。若就这么安于现状，待这位大人走后，等待我们的又将是那无情的鞭子、永无止境的奴役，还有那终日不见光明的洞窟。少年振臂一呼，这慷慨激昂的声音一瞬间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哪怕是苏九歌在听到后，也不由得微微一愣，看了过去。在得到众人的目光过后，衣衫褴褛的少年显得更加的亢奋。他直接爬上一处高耸的岩石上，将手中的挖矿铲重重一砸，目光射人，扫视着一众同为奴隶的众人，怒声说道：今日机会若是错过，此生绝不会再出现第二次。难道我们要一辈子都在这个鬼地方吗？诸位，我们要反抗，我们要自由，哪怕是踏不翻这东陵神族，会死在他神族之人的长矛之下，也绝不能让他们好受。在场无数人眼眸瞪得浑圆，难以置信这回是一个少年所说出来的话。有认识少年之人惊恐道：骄，你做什么？还不快下来！你难道是想要推翻神族吗？你疯了！不少年纪大的奴隶脸色恐惧地劝说道。他们的奴性早就已经根深蒂固了，逃这个字早就随着时间所淡化习惯。然其中年纪较小的孩子们、中年人却像是被少年这一番话语给触动。终于，一道暴喝声响起：操！干他娘的！老子曾经可不是奴隶，被莫名其妙抓到这里来，真是该死啊！神族，我也是！他妈的，没看见在我人族大能面前，数百神族说杀就杀吗？跟他们拼了！拼了！有一就有二，在第一个敢于战斗之人发生以后，整个采石渊数以万计的奴隶们，在长久以来的积压与迫害之下，如同一颗被导火索点燃的炸药，被激发出了心中的热血，同一时间齐齐引爆，声音滔天，震耳欲聋，不甘就此一声的怒吼回荡在整个采石渊之中。杀！我们走！今天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了我等！杀了这个公贼，
就是这个家伙不知廉耻，甘愿当神族的走狗，迫害同胞。噗嗤，枪！金属兵器之声，惨叫怒吼声，场面一时间变得暴乱无比。如此混沌的场面，南宫晴见状蹙了蹙眉头，满是不解之色。太古仙域，无论是何处，都有我神族的存在。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公子走后，早晚有一天都会被再次抓回来的。不，楚宣柔的声音响起。这里的人都是为了心中的自由，哪怕是会被抓回去，至少也算是短暂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南宫晴不是很能理解，在他眼里，这群修为不高的家伙，生来便是最为下等之人，恐怕在诸天万界之中，也是别人弹指可杀的货色。苏九哥倒是紧盯着之前那个引动全场的少年，在这般情况之下，竟然还有如此魄力，不得不说，至少对方引起了自己的注意。会是天命主角吗？在苏九哥的印象当中，唯有天命主角才能够做出诸如反抗一类的壮举。有点意思。苏九哥喃喃，地眸微眯，查看起了那少年的面板。当看到那少年面板之时，苏九哥瞳孔一缩。天命反派，姓名焦，身份东陵神族采石渊奴隶，葬神者，天命反派，年龄14，性格坚韧统领不屈，境界神机境7重，体质葬神体，未觉醒，太古仙域10大竞技神体排名第1，此体只存在于竞技神族传说当中，数百万载的积累方才孕育而生。传说拥有此体之人将会是毁灭竞技神族的存在，当达到虚神境时便会自动觉醒葬神体，能够领悟所有神族的觉醒神力。功法无，宝物吃饭的破碗。生平经历太古仙域之中孤儿，幼年亲眼见到双亲遭遇神族之人迫害而亡，深仇大恨，一路逃窜，落入一村庄之中，就此生活了下来，靠着吃百家饭为生。10岁那年遭到东陵神族征召矿奴，代替村长之子被带往东陵神族采石渊之中干活。4年期间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去，却屡次失败，惨遭毒打。当前气运值3万，怪不得系统没有传来天命主角的声音。天命反派葬神者，这是说此子日后会成为葬送整个竞技神族的存在吗？苏九哥没有想到自己随意一瞥，竟然能够发现如此逆天的存在。不是天命主角，却比不弱于任何的天命主角。一个没有丝毫神通功法宝物的少年，仅凭借着未觉醒的葬神体，便拥有恐怖的3万气运值。这说明此子的未来绝对是想还整个太古仙域乃至诸天。只是天命反派这个身份，苏九哥，狗系统，为何这个少年和我一样，也是都是天命反派？系统的声音很快便响起。叮，对方的剧本与宿主您的不同呢，他是另一个剧本之中的天命反派，类似于最终 BOSS 的存在。哦，还有这么个说法。这般逆溪流葬送整个神族的存在，为何不是天命主角？苏九哥问。每一个种族都是受到天地眷顾的，既是天命主角，自然不会逆天而行。葬送神族代表违背天道的意志，而正义必胜。苏九哥眼眸闪烁，很快便反应了过来，盯着那少年娇，悠悠地说道：所以无论他到了哪一个地步，最后的结局都是被他剧本当中的天命主角所解决掉，对吗？系统，按照你这个意思，在我所身处的剧本里，也有一位对立的天命主角。系统这一次没有回话，系统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虽体质和身份可怕的吓人，但既然有着天命反派这个称号，那么未来很大可能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别人的嫁衣。会有一个与他宛若宿敌一般的天命主角横空出现，从而阻止神族的这场浩劫，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短短的几个信息，苏九哥似乎就已经看到这个少年娇的一生。会是莫其空吗？苏九哥思索了一会，随后懒洋洋地说道：算了，竞技神族是生是死，和本弟子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自己与这娇一样，同样都是反派，但自己还不至于为了他有什么过多的举动，顶多只能说得上是欣赏罢了。在这所有奴隶都彻底疯狂、暴乱无比的场面中，远处的那个名为娇的少年脸色却意外的平静，似乎这根本就不是他所引发的动静。娇的目光也看向了苏九哥，他咬了咬有些干裂的嘴唇，脸色十分苍白的穿梭过焦躁的人群，来到苏九哥面前。大人，见来人，苏九哥眉头一挑，无悲无喜的说道：何事？娇看着四周神情狂热的奴隶们，大家伙似乎都看到了那自由的曙光。娇低着头，恭敬的双膝跪了下来，叩首道：我名娇，今日多谢大人您出手。虽然娇明白您的本意不是为了拯救我们，但我等的确是受到了负责。离开采石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的夙愿。如此大恩，娇现在无以为报，来日若有缘相见，娇愿意回报大人。一边说着，娇砰砰砰的一连磕了3个响头。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无以回报，但他还是选择了立下承诺。娇缓缓起身，身体在长时间的干活下本就瘦削，营养不良，磕完头后刚起身便有些晃悠悠的。年纪轻轻便有这般得体的举动，倒是让苏九哥有些意外。不过苏九哥依旧还是一副淡然的模样，微微颔首道：我没做什么，自由这是你们自己争取来的。或许是有些欣赏娇在这年纪有着远超常人的心性，不卑不亢，信仰坚定，苏九哥难得的多说了一句：走吧，这里的动静不小，晚了东陵神族的其他人就都来了。苏九哥抬头看向天空，苍穹不断爆发出恐怖的威能余波。正在与至尊神吼交战的东陵明彻底慌了，不仅仅是数百位神族战将的覆灭，更是因为这采石渊之中的奴隶们暴乱逃走了。心中有事，意志分神，所以几波下来，东陵明已经被至尊神吼打得伤痕累累了。他胸口的血痕与手臂上的爪痕像是出水泵一样，不断喷涌出鲜血。至尊神吼的天生特性，那就是被其所伤，不仅神魂同样受损，伤口也会变得血流不止。失血过多的东陵明脸色惨白，面如死灰，完完全全的被至尊神吼给压着打了。
此刻他收起了自己的轻视之心，浑身气息变得愈发的萎靡了起来。照这个速度下去，不出一炷香的时间，自己必然会鲜血流尽，神魂破碎而亡。东陵明只能不断被动防御着至尊神吼的进攻，心中咆哮着：老祖还没有来吗？而苏九哥这边，焦点点头，那漆黑的双瞳如宝石一般耀眼，其中闪烁着神采奕奕的光芒。焦深深地看了苏九哥一样，似乎要将他的样貌给牢牢记在心中。随后便朝着盘旋的石壁一路来到洞口之外，采石渊的最顶峰，也是能够一览众山小，摆脱了暗无天日石渊的外界。此刻，无数逃出来重见光明蓝天的奴隶们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纷纷仰天长啸。啊！想不到我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逃出那像是地狱一般的鬼地方！我出来了！我出来了！我真的出来了！采石渊的山顶上，密密麻麻的奴隶们鱼贯而出。他们望着四周的景色，明明只是一片荒芜贫瘠的土地，在他们眼中却仿佛像是一片世外桃源。看着激动无比、手舞足蹈的人们，焦深知乾坤未定，不能够掉以轻心。于是乎，效仿之前那般，目光坚定无比的大声喊道：“我们快走！东陵神族恐怕很快就会追过来，我们要逃，逃到一个禁忌神族都找不到的地方去。”在见识到了采石渊之外的风景后，这一刻，所有人的奴隶们都充斥着无尽对未来的希望，甚至连那些年纪偏大、已经被磨平棱角的老人们，也都不知何时老泪纵横。这是自由啊！我们终于自由了！走！这密密麻麻的数万人群爆发出了惊天的声响。焦更是激动地紧握着双拳，寻找着下山的方向。走这边！而采石渊之中，望着一众解脱了的奴隶们，苏九哥面色平静。唯有他一人知道，那坚毅不已的少年，日后对禁忌神族可能会是一场毁灭的打击。哪怕是他也没有想到，在这群奴隶之中会出现这样一位特殊的存在。苏九哥喃喃道：“希望你能给本弟子一个惊喜。如果说反派的下场注定是失败的话，那你的葬神体，本弟子便收下了。”南宫晴不明白为何这群人族会如此开心。作为禁忌神族之人，他并不能够与他们共情。也不知道自由对于这群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时，尹老的身影不知何时从黑暗之中悠悠出现，他一脸恭敬地来到苏九哥身旁，开口道：“弟子大人，有至尊的气息正在赶来，应该是禁忌神族之人。”苏九哥地眸闪烁，果然，在尹老刚开口后，天边的另一头便传来一道暴怒至极的声音：“该死的奴隶，也敢逃走！究竟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远处，一道擎天的金色手掌朝着采石渊最上方拍下，至尊的力量磅礴浩荡，无可匹敌。轰隆隆，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传来。漫天晨雾扬起，连采石渊的一角山头都被直接打碎。一位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者出现，东陵神族至尊东陵霄。东陵霄神色愤怒至极，身为至尊，若非因为此地是他东陵神族开采资源的地方，这一掌下去，直接能够将整座采石渊给夷为平地。但即便如此，在这股力量之下，数千名激动狂喜的奴隶瞬间被无情的碾成了肉泥。到死，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什么？这令人难以想象的威能，让本来充满着期望的奴隶们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无力地望着天空，一时间竟然纷纷停住了脚步。东陵神族的人来了，我们还要逃吗？在这群奴隶之中，没有人能够在见识到这尊敬的力量后还无动于衷，哪怕是未来天命反派的葬神者焦也同样如此。他瘫软在了地面，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之前那金色掌印距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焦亲眼看见自己从小认识的同伴与对自己极好的爷爷惨死在自己面前，他的脸颊上满是四溅而出的血液，焦通体发寒。这恐怖的一幕令他喘不上气来，望着天空中那如同神明一般的老者，这就是禁忌神族的力量吗？此刻心里响起无数声音，自己真的能够逃吗？哪怕是真的逃掉了，在这种人物面前不会被找到吗？别杀我！我回去，我回去，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大人，饶过我这一次吧！无数奴隶直接痛哭涕流，跪地求饶道。这一击像是一击重锤，生生地砸碎了无数奴隶的希望。焦陷入了麻木之中，在耳旁那嘈杂恐惧求饶的声音下，无动于衷，没有丝毫的动作。东陵霄冷冷地扫视了下方的一众奴隶一眼，眼眸中满是不屑。哼，奴隶就是奴隶，暂时先放过你。在本座眼下，我劝你们最好收起那点小心思，否则先前之人便是你们的下场。他还要去处理另外一件事。东陵霄目光不善地看向采石渊内，落在了苏九哥身上。老祖！天空上方正在与至尊神吼激战的东陵民间来人大喜过望，立刻抽身想要脱离战斗。至尊神吼咆哮一声，刚想要追击，便听到苏九哥的声音：“神吼，回来！”至尊神吼兽同满是杀意的扫视了来到东陵霄身旁的东陵霄一眼，随后化作一道金光出现在了苏九哥的身旁。苏九哥拍了拍他硕大的头，淡淡道：“可以了，接下来不用你出手。”空中，东陵明一脸痛恨地指着苏九哥说道：“老祖，您终于来了！那个金发青年是入侵者。”东陵霄老眼微眯，摄人无比地盯着苏九哥，冷声道：“人族敢入侵我东陵神族的采石渊，你罪该万死！”身为高傲的神族老祖，东陵霄根本懒得多说什么，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朝着苏九哥杀去，想要一击毙命。东陵明兴奋至极，大喊大叫道：“老祖，快杀了他！还有那南宫神族之女，他和那两人是一伙的。”苏九哥神色淡漠，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毫不避让。尹老身旁的尹老动了，
他直接没入影子之中，犹如鬼魅一般，没有丝毫气息地出现在了东凌霄身后。尹老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柄赤色的匕首，那匕首上的刀柄上雕刻着一条赤色吐着蛇信的小蛇，锋利至极，却没有散发出丝毫的杀意气息。作为地族苏家的死士，尹老这一脉生来便精通各种潜藏与暗杀之术，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接近，然后爆燃起夺人性命的一击。东凌明瞳孔一缩，大喝道：“傲祖，小心！”东凌霄眉头一皱，回过头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令他面色大惊，下意识地拍出了一记神通。轰隆隆，无数的霞光与符文从中绽放，东凌霄瞬息出现在了空中的另一头。东凌霄大惊失色，猛地看向自己的胸口，竟然在不知何时的情况下被尹老划出了一条深深的口子，距离心脏只有几厘米之遥，皮开肉绽，血流不止，好可怕！自己甚至根本没有察觉到对方的丝毫气息，若非是有东凌明提醒，后果不堪设想。至尊，东凌霄心有余悸，满脸震惊的惊呼道。他服下几枚丹药，然后死死盯着对面安然无恙的尹老，大声道：“你是何人？”突然，东凌霄身形一顿，如遭雷击一般，口中吐出一大口黑色的精血。他胸口那处伤口竟然发出滋滋的焦灼之声，无论他服用多少丹药，血怎么也止不住，甚至朝着四周溃烂腐蚀了起来。东凌霄呼吸一滞，这一刻他彻底慌了，惊恐的失声道：“这是什么手段？”尹老的武器乃是苏黄吉赐予他的一件地兵，名为蛇骨，但凡是被其所伤害之人，身躯便会被种下蛊毒，而作为苏黄吉所赐予的地兵，又岂会是凡物？这件天生便是为了袭杀的武器，在尹老的使用之下，变得更为锋利尖锐，甚至连同样身为至尊的东凌霄也难以阻挡。东凌霄此刻满脸恐惧，蛇骨之毒已经在他体内发挥出作用，他的肌肤与表皮在此刻迅速的消融，再也没有了先前那般轻松无比的模样。我这是怎么了？东凌霄瞳孔大震，有些不可置信的喃喃道：“想他堂堂一介至尊，还从未遇到过如此情况。”没用，没用，为什么都没用？东凌霄状若疯狂地从储物戒之中掏出疗伤用的宝药，无论是外用还是内服，都毫无效果。这一刻，东凌霄彻底慌了。傲祖，你对我族老祖做了什么？不远处的东凌明大惊失色，惊呼道。东凌霄的肉身开始腐坏，如同一滩烂泥一般，肌肉与皮肤寸寸脱落，到最后活生生的变成了一血人。啊！东凌霄体内的力量运乱，肉身开始不断的膨胀了起来，到最后竟然生生爆炸，成了一片血雾。砰！啊！一道痛恨至极的声音从中传来，东凌霄的神魂在最后一刻从这具肉身之中所脱离了出来，他怨恨无比的死死盯着尹老，目光满是怨毒之色。你竟然毁了我的肉身！尹老没有多言，而是直接消失在原地，大手一抓，将东凌霄的神魂紧握于手中，最后用力一捏，一位至尊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尹老给形神俱灭。东凌明傻眼了，自己东凌神族的老祖活活惨死在眼前，甚至连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他浑身冰冷，二话不说，立刻转身想要逃离此地。尹老都杀了。苏九哥淡淡的声音传来，眼神淡漠，将一切都给尽收眼底。在听到了弟子大人的吩咐以后，尹老点点头，朝着东凌明所逃跑的方向追去。一个小小圣境的存在，又如何逃得出至尊之手？仅仅只是一炷香不到的时间，从采石渊的远处便传来东凌明凄厉的惨叫声。采石渊山脚之下，无数刚逃出来的奴隶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后，都显得震惊无比。我们人族竟然会有如此大能？他们真的不是竞技神族之人吗？生活在太古仙域的他们，自小便知道在这里竞技神族才是主宰，其余种族皆是下等人。当见到苏九哥一人覆灭数百位神族护卫时，便已经足以令人大惊失色。而现在，连竞技神族的老祖都惨死在眼前，我们得救了！有人不敢相信的喃喃道：“真的，已经没有人再会来抓我们回去了。”在经历了大喜大悲，这所剩无几的奴隶们心情都犹如坐着过山车一般，此起彼伏。这突然起来的惊喜，让他们一时间脑瓜子嗡嗡的，还无法接受。少年娇也是才侃侃回过神来，尹老击杀那神族至尊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那抬手之间便能够杀死自己等人1万次，遥不可及的强者，竟然也会死。这是娇心里的唯一的想法。娇眼神变得越为的坚定恐怖，虽然身躯仍旧笼罩在先前亲友惨死在身前的阴影当中，但却强撑着让自己站了起来。竞技神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逃！我们逃！娇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放声大喊。这一次属于他们的是真正的自由，并且正是因为今天这一幕，也在年少的他心里暗暗埋下了一个种子，一个想要颠覆整个竞技神族的决心。神族不是无敌，更不是主宰。奴隶们如同四散的苍蝇，没有丝毫目的地与方向的四散而逃。对他们而言，去哪里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采石渊出来以后，哪里都是自由。尹老此时也抓着东凌明的神魂来到了苏九哥身前。叮！恭喜宿主收服天命反派小地胶，获得反派值共享15000。同为天命主角，从今日起胶所得到的机缘与气运值都将共享50%与宿主。望着胶逐渐远去消失的背影，苏九哥的耳旁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苏九哥微微一怔，有些意外的喃喃道：“想不到这竟然也能够获取反派值，这样一来也好，有一个成长型的打工仔，时不时的给自己提供反派值，也不算是毫无所获。放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东凌神族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东凌明的神魂不断在尹老手中挣扎叫嚣道。尹老上前恭敬道：“弟子大人，此人怎么处理？”苏九哥摆摆手，有些嫌恶的说道：“还留着做什么？跟那东凌神族的至尊一样，直接杀了！”东凌明一愣，随后狰狞无比的大吼大叫道：“混蛋！你以为这样就万事无忧了吗？我告诉你，你们身上沾染了我神族的血气，无论是逃到哪里，
我东陵神族都会找到你的。南宫晴在旁轻笑一声，笑盈盈地说道：“你可忘了，我也是神族之人。”东陵明呼吸一滞，脸色变得难看无比的朝着南宫晴怒骂道：“贱女人，亏你还是我禁忌神族之人，竟然与人族为伍！身为南宫神族族女，这件事若是被你南宫家知晓，你可知道后果？”南宫晴毫不在意的一笑：“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至少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南宫晴看向一旁的苏九哥，开口道：“公子，将他了解了吧？神族之中，每一位神族之人都留存了魂牌在族内，此地的事情想必东陵神族很快就会赶来。我们正好在此之前通过此地的传送阵前往天域城。”苏九哥微微颔首，看了眼身旁的楚宣柔，说道：“既然如此，我们走吧。”东陵明神魂颤动，瞳孔瞪大，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嘶吼道：“混蛋！只要你们一天还在这太古仙域当中，哪怕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东陵神族也不会放过你们的！”砰！尹老直接捏爆了他的神魂，随后消失在原地。在南宫晴的带领下，三人来到了采石渊所建立的太古传送阵当中，地面上刻画着无数密集的阵法铭文。南宫晴轻车熟路地拿出几枚仙品灵石，塞入了每一个孔位之中。隆隆，脚下的大阵传来剧烈的响动声。南宫晴俏脸一喜，看向苏九哥说道：“公子，可以了。”苏九哥打量着脚下的大阵，太古传送阵这种传送类型的阵法，哪怕是在帝洛时代也未曾有过完整的留下，想不到今日能够在禁忌神族之中一见。走吧。嗡！随着一抹磅礴的白光闪烁，将众人所笼罩，一直持续了好一会，直到大阵所涌出的白色光芒消散，苏九哥三人也不见了踪影。整个采石渊内空荡荡的，幽静的有些可怕，除了满地所残留的神族战将们的残骸与粘稠的血液，仿佛一座死。过了没多久，采石渊外几道气息如渊的光芒接踵而至，一位位年过古稀、容貌苍老的东陵神族老祖降临。当看见这般惨烈的一幕时，所有人都目光大震，其中一位脾气火爆的东陵老祖更是一怒之下打穿了整个采石渊。轰隆隆！畜生！究竟是谁做的？我东陵家的大好郎们竟然都被杀了！东陵神族三祖愤怒至极的咆哮道。整个采石渊内顿时掀起了狂风，一股滔天的杀意直冲凌霄，三祖怒吼的声音不断回荡在整座采石渊内。其中一位稍微冷静一些的老妪闭目感受着四周，脸色有些难看。一个活人也没有，那些奴隶也都不见了，会不会是他族的大能来劫人了？老妪看向年纪最长的东陵神族一祖，说道。一族满头白发，脸庞却意外的年轻英俊，肌肤光滑如玉，没有一丝皱纹存在。他身着一袭青衣，瞳孔之中充满着沉淀与岁月的气息，若是他人见到，恐怕还以为这是某个神族的年轻俊杰。东陵苍玄眸光悠悠，佛手一挥，身前顿时出现一道大漩涡，周围的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场所有东陵神族老祖们都一脸愤然地注视着这一幕，他们知道这是一组动用大神通之术，想要回溯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周围的空间与时间倒流，一众人如同世界之外的人一般出现在所有事情发生以前。回溯，大哥的实力又强了呀！三祖狂喜地说道，随后冷哼一声，怨恨的道：“到底是什么人，敢对我等禁忌神族动手？我东陵神族必将要让其付出惨痛的代价！”老妪，玄大哥在使用神通，别干扰。东陵苍玄那青色的衣袍飘动，回溯之术进行到一半，众多东陵家老祖看见了之前在此地的奴隶们以及正在视察的东陵明。忽然，东陵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望向天边的一处方向，众人随着目光看去，却发现那边是一片朦胧混沌无比，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掩盖了一般，根本无从察觉。东陵明动了，他去那里做什么？三祖皱了皱眉头，有些不解地说道。老妪眼神凝重，喃喃道：“看不见，来人身份不简单。玄大哥，可否知晓对方面容？”东陵苍玄额头不知何时浮现出了密集的汗液，眼皮狂颤，有些不适的感觉。突然，一道威严无比、携带着无上神威的声音炸响在脑海之中：“什么玩意，也敢窥视老子？给我滚蛋！”轰！伴随着磅礴威能无上的金色神旋，直接没入了他的视野当中。噗呵！东陵苍玄猛地睁开双目，脸色煞白无比，直接喷出了一口精血。咔！连带着整座回溯大神通都一同破碎。东陵苍玄双目垂落血泪，布满着红色的血丝，猩红无比，浑身气息虚弱，有些站立不稳，摇摇欲坠。大哥，一祖！这一幕可直接将在场的一众东陵神族大能给吓坏了。那老妪更是担忧无比，上前迅速渡过去精纯无比的神力。玄大哥，你怎么了？东陵苍玄这才脸色好看了一点，他脸色惊魂未定，有些后怕的说道：“大地的气息，这怎么可能啊？”就在刚刚他打算动用无上神通重现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之时，像是被某种可怕的存在察觉到了一般，进行了反击。东陵苍玄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脸庞一瞬间都变得苍老了不少。大哥，怎么了？三祖一脸急切的上前询问道。东陵苍玄摆手，不断回忆着之前的一幕。弟，不，又有些不像，难道是自己感觉错了？东陵苍玄闻言，心悸无比的沉声道：“有点麻烦了。”什么麻烦？回溯神通怎么消失了？大哥，你倒是快说啊！三祖急了。东陵苍玄摆摆手，又接着咳了口血，虚弱道：“查不到，对方不知道是什么来头，竟然能够反制吾的神通之术，必然是有备而来。”什么？在场众人无不面色大变，竟然能够反制一族的手段。要知道，一族可是他东陵神族之中最强的存在，准地境第7重。那袭击采石渊之人竟然能够反制并伤害到一族，那不就说明……三祖呼吸一滞，勃然大怒道：“北冥神族一定是他们动的手！在这太古仙域内，唯有同样身为禁忌神族之人，才拥有这般实力，做到连一族都无法发现。
我东陵神族之前在神迹之上，本就与他们有所仇怨，这一次必然是他们所留下的报复。三祖笃定无比地说道。那些奴隶也必然被他们所劫去。他东陵神族虽然仇敌颇多，但若是要论有着深仇大恨的那几个神族，也唯有和北冥神族关系最为恶劣。老三，东陵苍玄抬手，在服用了几枚神品丹药之后，气息好转了不少，眼眸闪烁，穿透了层层屏障，一直来到采石渊存放着采取而来的灵石宝库之中，沉吟片刻后缓缓说道：不，此地运输灵石的宝库之中，仙品灵石一个都没少。如果是北冥神族所做，必然是会将此地给全部毁去，此时另有他人。老三，莫要意气用事。可除了他们北冥神族，还会有谁有这般能力袭击我东陵家采石渊呢？三祖愤怒道：你们看，这是老萧的令牌。而就在这时，其中一位老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满地尸骸碎肉当中一块被血染红的令牌，大声说道：什么？在场一众东陵神族老祖们立刻看了过来，当见到这破损的令牌后，所有人都沉静了数秒。虽然在族中早已知晓东陵萧遇到了不测，连魂牌都碎了，但当真正见到东陵萧的遗物时，他们还是感到有些不可置信。三祖不可置信地喃喃道：自爆？是什么人？竟然逼得老师自爆了！场面一时有些鸦雀无声。东陵苍玄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都给我仔细找找，此地可有那些贼人所遗留下的痕迹，一个也不许放过。还有，这件事绝不能够传出去，都知道了吗？东陵神族采石渊遭受袭击，一位至尊境的老祖陨落，再加上无数奴隶的凭空消失，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一众老祖们闻言皆是点点头，心照不宣。接下来他们便开始了仔细查看，数万奴隶的逃跑留下了不少痕迹，看着地面上那杂乱无章丢弃武器，还有不少奴隶死于铁锹铁铲之手，不难猜测出此地先前发生了一场暴乱。仅仅是半刻钟不到的时间内，东陵苍玄便将所有人召集来到了采石渊的太古传送阵之前，目光扫过众人，仔细分析道：吴刚刚到外面去看了，采石渊脚下的山脉里有老师动用神通的痕迹，还有不少奴隶的肉泥，这些奴隶中恐怕是发起了暴动反抗，最后逃走了。三祖，那群下贱的虫子怎么可能在东陵明和东陵萧眼皮子底下逃走？东陵苍玄瞥了他一眼，开口道：你先耐心听我说完，恐怕来者并不是为了这群奴隶而来，应该是这些奴隶见到对方击杀了东陵明东陵萧两人陨落，这才逃跑的。你们且看。东陵苍玄上前来到太古传送阵处，从那镶嵌的凹槽中拿出了几块已经灵力尽失的仙品灵石，眼眸闪烁道：那些人在动手过后，应该便是使用的传送阵逃走的。老妪仔细观察了一会，皱了皱眉头道：按照这些灵石灵力消耗的波动，对方此时一定还在境内。像是想到了什么，老妪大声道：天域城。东陵苍玄点点头，表示赞同。三祖闻言神色更为愤怒了：好啊，这群混蛋杀了我们东陵神族人，竟然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境内，是真不将我禁忌神族给放在眼里了吗？大哥，现在怎么做？东陵苍玄沉吟片刻后开口道：敌人目标不明，而且我等也根本不知晓对方的面容，或许可以从那群奴隶之中下手，他们根本就逃不远。脾气火爆的三祖二话没说，直接大声道：我去！他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原地。等等！东陵苍玄瞳孔一惊，立刻想要喊住，可已经脑热的三祖哪里还听得到这句话，早就已经没了人影。老妪，怎么了吗？东陵苍玄摇摇头，轻叹道：老三性格暴躁，我怕他将那些奴隶都给杀了，到时候就问不到有用的消息了。老妪，没事，我这就给老三传消息，在这件大事面前，我想他应该有所分寸。东陵苍玄点点头，也没有太过在意，而是转身看着那太古传送阵，说道：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其他神族在我族之中也安插了不少的眼线，此次神迹恰好在我大悟境内举行，务必在其他神族到来之前将事情解决。神迹一事事关重要，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东陵苍玄眼眸闪烁，不是为了采石渊的资源，也不是为了奴隶，他所能够想到的是，对方想要在神迹前破坏他东陵神族，导致神迹无法照常举行。不管你是何人，逃到哪里，我东陵神族也势必会将你们给揪出来。大悟境天域城内，苏九哥与两女出现在了一处传送阵之内，此地人群涌动，通过传送阵所传送之人不在少数。他们刚一到来，便又有几人传送而来。这是一座专门为太古传送阵所建设的场地，周围过往之人有说有笑，其中还不乏看到有妖族大摇大摆的在此地路过，一片欣欣向荣，种族之间的歧视与隔阂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可在看到苏九哥身旁的南宫晴时，就像是看到什么洪水猛兽一般，不少人面色煞变，纷纷避让不及。那是神族之人。我们快走快走！楚轩柔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有些讶异地开口道：妖兽也在这天域城内，为何没有看见神族之人？一旁的南宫晴淡笑着解释道：太古仙域内还是以人族妖兽居多，我等神族之人有着专门的传送阵，自然不会出现在这种大众的地方。倒是这大悟境的天域城，连我也是第一次到来。楚轩柔微微颔首，看着周围避让不及，唯恐遭受到什么牵连一般的人群，疑惑道：他们怎么好像很怕我们的样子？南宫晴美眸微眯，不在意地说道：恐怕是因为我和弟子大人吧。禁忌神族之人大多发色都与人族有所差异，而自己的一头红发更是南宫神族标志性的象征。在太古仙域之中，可没有哪个不要命的胆敢光明正大的冒充神族之人。苏九哥在旁淡淡的说道：走，四处逛逛，第一次来到禁忌神族的领地，不看看怎么行？几人走出了传送阵，来到了一处喧闹无比的集市之中。此地繁华无比，人流量也更为的巨大，城内张灯结彩，弥漫着一股喜庆的气息，还能够时常看见不少面色高傲的神族之人骑乘着威风凛凛的妖兽坐骑穿行。卖青海兽皮喽，还有青海兽丹，物美价廉，价格公道。
我这有斩元境修士的头骨，里面还有脑髓，坚固无比，可以用来浊酒喝了。山脉里刚采摘回来诸果，服用可增加修为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耳旁不断传来小摊小贩的声音，让苏九哥脸色有些古怪。在这里的有妖兽有人族摆摊，相隔不是很远，摊位上放着不少彼此同类的东西，拿来售卖。苏九哥甚至看到一位卖着熊皮的人族摊主，隔壁就是一位熊头人身的化形妖兽。那熊摊主摊前放着人类的骨头，这般精彩的画面之下，这一人一妖竟然还有说有笑的聊着天，浑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真是逆天啊！苏九哥不禁无语道。楚宣柔看到这般画面，有些受不了，蹙了蹙眉头说道：“他们难道都觉得奇怪吗？”南宫晴正在一处摊位前打量着货物，闻言不解地说道：“哪里奇怪了？在我太古仙域中，除了原生的资源，人族与妖兽之间唯有这种获取利益的方式了。仙域内大部分资源被竞技神族所垄断，而两族想要修炼，要么给神族当狗，要么就像这些摊主一样当个散修，反正是绝对没有人敢对神族动手的。而且竞技神族之人也乐得看见人妖两族因此而爆发冲突。”楚宣柔深吸了口气，胸口有些起伏地说道：“我还是有些无法接受。天域城的确繁荣昌盛，可在这繁荣之下，隐藏着的是人吃人、兽吃兽最为原始的野性。”苏九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别太在意了，这就是太古仙域的生存方式。”苏九哥微眯着眼看向此地的众人，每一个见到自己与南宫晴之人，无论是妖兽还是人类，眼神之中都充斥着发自内心的恐惧。这是一种奴性，一种与诸天修士不同，经历了数万年的积累，从小教育一代传着一代，骨子里的奴性。相比之下，采石渊中那个少年蛟似乎是一个天大的例外。苏九哥毫不怀疑，没有蛟的出现，哪怕是人妖两族之中出现了真正的绝世妖孽，天赋比肩自己与秋莲月，也依旧不会让这个世界发生任何的改变，甚至很有可能成为神族的走狗。作为曾经见到过帝洛时代黑暗入侵、诸天无数大帝大能赴死一战的苏九哥轻叹一声，摇头说道：“也无怪乎蛟命中注定便是失败，竞技神族花费数万年的时间所筛选培养出来的奴隶，又岂是那么容易颠覆的？在太古仙域里，除了竞技神族，所有人都是行尸走肉，真是可悲啊！”事实证明，苏九哥的猜想没有错，哪怕两族之间有天骄妖孽诞生，也大多都成为了神族的走狗，地位虽比奴隶高上不少，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人的身后，人群传来一道呵斥声：“莫奇神族、青天神族小姐公子出行，闲杂人等还不滚开！”当听到这个声音时，周遭的行人连带着摊主们皆是脸色一变，慌不择路的刚忙避让到一边，生怕遭受到无妄之灾。闪开闪开！拥挤的人群很快空出来一道通畅大道。苏九哥皱了皱眉头，看向了那处方向。集市的道路意外的宽敞，脚下的地面开始不断颤动。只见远处一头头青面獠牙狰狞恐怖的巨型妖兽拉着一艘鎏金座椅，每一头上面都乘坐着7、8位竞技神族的少年少女，有的黑发，有的是湛蓝的发色。而最前方那一头妖兽上，乃是一众神色淡然从容、年纪稍大的神族长辈们，他们正有说有笑的打量着交谈着什么。莫奇神族，苏九哥眼眸一亮。见此一幕，南宫晴微微一怔，有些意外的说道：“莫奇和青天神族的人，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是什么？”楚宣柔问。南宫晴，这里可是大雾境，他们两族可是都在都市北边的境内，跑来这里做什么？说到这，南宫晴看了看繁华无比、张灯结彩的四周，忽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眸一亮的惊呼道：“我知道了！”苏九哥，怎么了？南宫晴有些激动的看向苏九哥，俏脸红扑扑的，赶忙说道：“公子，是神祭，我等竞技神族每隔10年便举办一次的神祭大典。神祭大典乃使我所有神族之人祭祀先祖神明，请求赐福的礼仪之节。算算时间，这一次也应该是轮到大雾境了。我就说，为何天域城内会弄得如此繁华？在神祭大典开启之前，所有人竞技神族之人都必须派人前来参加，不得缺席。想来莫奇神族与青天神族正是结伴来的。”苏九哥地眸闪烁，喃喃道：“万奇神族吗？不知道此次神祭莫奇空会不会前来呢？如此最好，还省得本弟子费力寻找。”苏九哥打量着那一过路的神族之人，像是发现了什么，咧嘴一笑：“还真来了。”在那些神族长辈们所乘坐的妖兽拉车后方，第二个妖兽所拉载着的鎏金座椅上，其中一位眼眸淡然、脸色坚毅的古铜皮肤神族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想要寻找的天命主角莫奇空。南宫晴自然也是发现了莫奇空的存在，赶忙说道：“公子，他便是莫奇神族的天子莫奇空了。”苏九哥微微颔首，目光有些玩味的笑道：“就是他。”而就在这时，一道惊吓声响起，呀！紧接着便是孩童的嚎啕大哭之声。那第一头青面獠牙妖兽被驾驶之人给用缰绳重重的给拉拽而停。人群骚动，只见在正前方，一位身着破旧布衣、虎头虎脑的孩童受到了惊吓，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孩童不过5、6岁的年纪，在他身边是一位模样沧桑的妇人，正浑身颤抖，不知所措。混账东西，也敢拦神族大人们的出行！怒声响起，驾驶妖兽的是一位年纪不大的人族天骄，他正低着头俯视着下方那个孩童与妇人，眼眸中闪过一丝愤怒，大声痛喝道：“若是惊扰了神族大人们，你们两个卑贱的下人，死1万次也不够！”那人族天骄面色傲然，满脸写着骄傲与不屑，仿佛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拉车的，而是骄傲的神族人。那妇人在受到惊吓后，赶忙带着孩子不断的磕头哀求道：“对不起，对不起，神族的大人们，我与孩子不是故意的。”啪！那人族天骄直接扬起缰绳，朝着那妇人重重的抽了过去，浑然没有因为同族的原因从而手下留情。那妇人紧抱着孩子，缝缝补补的布衣被抽出了一个狭长的口子，皮开肉绽。贱婢，你可知道我身后这些都是何等人物吗？你简直是罪该万死！那人族天骄怒斥道。想他做梦都想成为神族之人，
如今好不容易能够为这些神族大人们服务，机会难得，若是因此而损失了职务，那这两人简直是万死难辞。见此一幕，苏九哥微眯着眼，扫视了一眼这人族天骄与神族之人。这人族天骄竟然是一位修为不俗，还身怀特殊体质的存在，想不到竟然成为了神族的走狗，真是条好狗啊！苏九哥淡漠地看着眼前一幕，喃喃道。而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有些略微不悦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身后的鎏金座椅之上，一位满头蓝发的老者悠悠说道。当听到这声音后，对驾车的人族青年立马转过头去，重新换上了一副谄媚的面孔，卑微且恭敬道：“大人，没什么事，不过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贱奴挡住了去路而已，我这就将他们给处理掉。”那老者微微颔首，开口说道：“赶走就好了。临近无神族之人的神迹之时，不宜杀生。”明白了，大人。人族青年眼睛转了转，说道。他转头看向下方依旧在不断求饶的妇人，又狠狠地抽了他一鞭子。听到了吗？神族大人大发慈悲，今天就饶过尔等狗命，还不快谢谢大人！啪！那妇人眼眸骤亮，感激涕零的赶忙使劲磕头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他连忙按住正在嚎啕大哭的小男孩，一同叩首。这畸形的一幕，在场周围竟无一人发声，皆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可想而知，禁忌神族的威严，在这群太古仙域的生灵之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在那妇人与孩童走后，大展神威的人族青年眼神傲然，鼻孔朝天的冷哼一声，紧接着驱使着妖兽朝着天域城中央而行。此刻第二车上几位末期青天神族的天骄们正在有说有笑地交谈着什么。能够在这里的大多都是两族之中各个长老的子嗣或是天赋异禀之辈，反倒是身为末期神族明面上年轻一辈之中地位最高天子的末期空却无一人问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万气空虽然实力超群，更是末期神族小辈中第一人，但因为血脉不纯的缘故，再加上身后没有什么靠山，这才导致青天神族乃至本家都无一人愿意接近交好。莫其空面色平静，毫无波澜。这种事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而且根本就影响不到自己什么。莫其空环顾着四周，忽然身形一顿，表情变得有些不可置信。他在人群里发现了那一头金发气质尊贵霸道的苏九哥，就像一尊太阳一般，那么的耀眼夺目，实在很难让人难以不注意。像是想到了什么，莫其空瞳孔一缩，此人的身形气质为何与那日在苍皇界对决之人那么相似呢？恰好此时苏九哥也正一脸玩味笑盈盈地看着他，随后转身淡淡地说道：“我们走吧。”南宫晴与楚轩柔应诺一声，紧跟着苏九哥的脚步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莫其空心中翻江倒海，虽然苍皇界能够隐藏个人的容貌，但是心中的直觉告诉自己，那金发男子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当在看时，苏九哥已经没了人影，莫其空眼眸闪烁，沉吟后直接纵身一跃，来到了最前方长老们所在之地。莫其空，那家伙要做什么？莫其空的举动自然是引起了身旁几位神族天骄们的注意，其中一位一直仇视万其空，并且差一点就成为天子的紫衣青年看了过去，还以为是万其空无法忍受在这里对他的排斥，冷笑道：“哼，一个血脉不纯的杂种，好运夺得了天子之位，也想与我们交谈？随他去吧，不管他。”紫衣青年乃是莫其神族族长嫡子，名为莫其哲。当年若不是莫其空横空出世，这莫其神族天子之位就是自己的了。莫其哲也没太在意，是转头便与青天神族的天子天女笑谈了起来。第一车内见到万其空到来后，莫其神族的大长老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的沉声道：“莫其空，你来这里做什么？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位置。”万其空拱手道：“大长老，我有事，可能要暂时离开一会。”离开？大长老听闻后脸色更加不喜，直截了当的拒绝道：“不行，此次我等要直接前往东陵神族拜访，你既是我族天子，那自然是不可缺席。虽然很不愿意，但莫其空是天子的事实，可是莫其家老祖亲自确定下来的。”莫其空眼眸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意，这个大长老屡次三番的刁难自己与妹妹，他早就已经忍了许久。莫其空低垂着眼眸，悠悠的说道：“大长老，想我莫其空身为莫其神族这代天子，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在这么多人面前，竟然一点也不给自己这个天子面子。”大长老听出了他语气中的不善，也阴沉下了脸，沉声道：“莫其空，你这是什么意思？”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了下来。一旁的一位青天神族长老敏锐的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打着哈哈圆场道：“哈哈，山兄这是作甚？既然族中小辈想要去逛逛，那就随他们去吧。反正距离神迹还有半个月时间呢，这娃娃想必有分寸的，应该也不会耽搁太多，对吧？”莫其空点点头，见连青天神族都出面劝好了，大长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而是脸色难看的冷哼一声，转过头讽刺道：“哼，你爱做什么做什么，连族长都不怕，反正老夫是管不着你。”青天神族的长老见状和善的朝着莫其空笑了笑，轻声道：“快去吧，孩子。”莫其空抱拳，多谢。语落，莫其空迅速消失在了原地，朝着苏九哥离去的方向而去。天域城内，南宫晴有些不解的看向笑盈盈的苏九哥，问道：“公子，你为何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苏九哥反问：“找到本弟子要找的人了，为何不开心？”南宫晴美眸闪烁，思考了许久，也不明白弟子大人为何要找莫其空。太古仙域与诸天相隔万里，弟子大人和莫其神族的莫其空按道理来说，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啊。不过他也没有多问，有时候知道的太多反而不是什么好事，说不定还会失去弟子大人的信任。苏九哥忽然道：“你之前口中的神迹是什么？再详细说说看。”南宫晴点点头，不紧不慢地说道：“公子您有所不知，神迹是我禁忌神族一直以来便流传下来的节日，在神迹期间，无论各族都在做什么，都必须放下手头上的事情，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祭拜。
其中流程繁琐，程序颇多，在神技中分别为神4、神5、神斗，到最后神斗所脱颖而出的天骄更可以得到3神赐福，强化自身血脉与实力。而且太古仙域内资源有限，在每次的神祭之中，各个神族的资源也将根据神斗排名重新分配，十分重要。苏九哥闻言目光有些诧然，想不到一个小小神祭中竟然还有这么多名堂。神祭唯有神族之人能够参加的吗？南宫晴，倒是没有规定其他种族之人不行。公子，您是想去看看吗？若是想去，我倒是有个办法，只不过要委屈一下公子您了。算了，苏九哥摆了摆手，淡淡的说道：“我不过是随口问问，对于神族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他倒是不怎么感兴趣。”苏九哥现在所思考的是该怎么对付那末期神族中的天命主角末期空，一个已经是中后期的天命主角，无论是心智还是实力都十分成熟了，可没有那么容易就被自己收割。之前在闹市中所见，那末期空虽然贵为神族天子，但似乎与同龄人之间极为疏远的，或许可以从这里下手。苏九哥地眸闪烁，开口道：“尹老，给你半天时间，去把那末期神族天子万司空的资料都搜集给我。”遵命，弟子大人。尹老人还未出现，声音便已传来。话音刚落，身后便传来一道浑厚的男声：“阁下请留步。”苏九哥一怔，缓缓转过身去，当看到出现在自己眼前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还愁没有什么办法接近的末期空时，苏九哥咧嘴一笑，眯着眼说道：“做什么？”末期空上下打量着苏九哥的尊容，又看向了一旁的两女，有些意外的喃喃道：“南宫家。”南宫晴优雅的轻声道：“南宫晴见过末期天子。”听到这个名字时，末期空眼眸闪烁，开口道：“我记得你，南宫族长的小女儿。”这位是，不得不承认，哪怕是他曾见过不少天骄俊杰，也从未见过如此俊美妖异的青年。金发如瀑，与生俱来便携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息。末期空沉吟了许久，而后悠悠说道：“你是人族还是妖族？”苏九哥眉头一挑，玩味道：“这很重要吗？”末期空，禁忌神族之中，可没有哪个种族会是金发，唯一一个还是10万年前就已经灭亡的皓日神族。可别告诉我，你会是皓日神族的人。”苏九哥笑着说道：“或许就是也说不定。自己与父亲苏黄吉一样，都觉醒了黄金圣血，从而导致发色颜色上发生了改变。”末期空笑了，显然是根本不相信苏逸仙所说的话。算了，我也根本不在乎你是神族还是其他，我对人妖两族从来都没有傲慢与偏见。自己的母亲本身就是妖族，自幼血脉不纯的她，可谓是因为这个原因和妹妹相依为命，吃尽了苦头，所以也明白种族歧视的可怕。末期空一脸认真的询问道：“我问你，你是不是那日苍黄界之人？”末期空紧盯着苏九哥的神情，似乎想要从中看出些什么，可让他失望了。苏九哥在听到这句话后，面色平静，毫无波澜，故作疑问的说道：“苍黄界，什么东西？”末期空眼眸眯起，接着说道：“别装了，我的感觉不可能出错。那日苍黄界与我对决之人，除了你就不可能是别人了。”苏九哥瞟了他一眼，感到有些无趣的说道：“你就是为了问这个？”末期空点点头，想他为了成为末期神族的天子，一路过来所面对的敌人都强大无比，在苍黄界同境界之中，依靠着空皇神体的力量，更是未尝败绩，从未吃过如此大亏。那日金发神武的男子，强大到简直让人心生绝望。对方骨子里与自己一样狂傲，好不容易遇到如此强劲的对手，末期空难免不会升起结交之心。自己虽然战力超群，同境界无敌，但在末期神族之中，仅仅只是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是完全无法与族长嫡子末期者抗衡的。当日若不是事情闹得太大，引得老祖出手，自己与妹妹早就死在万期神族几位长老手中。这也让末期空此后下定决心，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这金发男子若真是那日苍黄界之人，不属于任何神族，那更好。末期空眼眸透露出一丝渴望，紧盯着苏九哥说道：“我叫末期空，末期神族这一代天子，可否找个地方聊聊？”本以为自曝身份对方会有些诧异，却不想苏九哥想都没想，根本不带犹豫的直接拒绝道：“没空。”末期空愣了愣，随后有些不可置信的重述了一遍：“我乃末期神族天子末期空，东陵神族天囚牢。”一处荒凉森冷、潮湿无比的地牢内，焦浑身伤痕累累的被悬挂在木桩之上，瞳孔晦暗无光，奄奄一息，浑身上下筋骨被挑碎，没有一处完好之地。啊！身旁不远处突然响起一道痛苦无比的惨叫声，一位浑身是血被剥去了皮肤的血人惨叫一声，一命呜呼。妈的！说不说？东陵神族三祖直接一巴掌将那人的脑袋拍碎，脑浆横飞。三祖脸色狠厉的转过头看向焦，冷声说道：“不说的话，你的下场就和这些家伙也是一样的。”在其周围，血水弥漫，都凝固成了浓稠的血块，一地的断肢残骸与刚死去不久的死不瞑目之人。在他们采石院的一众奴隶们都逃走之后，没过多久，东陵神族的人便重新将他们给抓了回去。作为呼吁所有人逃跑者，焦自然也是没有丝毫的意外被人所招供了出来。焦双目无神，若非是还有一些微弱的气息，就像是一具尸体一般，低着头垂挂在木桩之上。三祖见状，脸色变得更加难看，直接上前抓起焦的手臂，将其给狠狠折断。咔！骨头被碾碎，清脆声响起，焦瞳孔瞬间一缩，这剧烈的疼痛让他额头冷汗直流。可焦偏偏紧咬着牙关，连嘴角都被咬出血了，面容狰狞的不让自己发出声来。这痛感让焦清醒了不少。当看到这一地同伴们的尸体后，焦双目猩红，目光择人而似的盯着三祖，仿佛要杀了他一般。这表情让三祖很是不爽，直接拿起一旁的锋利之物，直接插进了焦的一只眼睛当中。噗嗤，没入血肉的声音。这一下，焦再也无法忍受住这般非人哉的痛苦，大口大口的喘气，哀嚎了起来。啊，看来你也是知道疼的呀。
三祖狞笑，表情摄人的说道：“知道疼，还敢逃出我神族的采石渊，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大人，饶命啊！大人，我们知道的都说了，娇还只是个孩子，求求您放过他吧。一位瘦骨嶙峋的苍老老人苦苦哀求道，叽叽喳喳的，犹如苍蝇一样，令人厌烦。三祖不悦的一挥手，那苍老老人瞬间被拍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在那湿漉漉的墙壁之上。砰！混蛋！娇突然像疯了一般的大吼大叫，不断挣扎，可奈何四肢都被铁链给锁住，以他那孱弱的肉身，犹如困兽之斗，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但从他那弱小的躯体里，却爆发出了滔天的恨意。哦，三祖见此，眉头一挑，有些戏谑的说道：“你好像很在乎那个老人似的。贱奴，知道为何本座只刺瞎你一只眼睛吗？因为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跟你同族的贱奴一个个惨死在你自己身前。”三祖宛若恶魔一般的狞笑一声，十分享受这种虐杀的快感。他直接大手一抓，将那牢笼内瘦骨嶙峋的老人生生给抓了过来。老人已经昏迷不醒，牢笼内铁柱所间隔的缝隙虽然不小，但完全不能让一个人从里面钻出来。可在三祖蛮横的力量下，那老人浑身骨头都被勒断，活生生的变成了一滩烂泥，被抽了出来。焦目自欲裂，口中不断流出鲜血，仇恨滔天。放开他！三祖大手死死地抓着老人的脖子，那老人在痛苦窒息中又一次苏醒，脸色涨红，浑身抽搐。想救他吗？想救他就老老实实告诉我，究竟是何人来到的采石院？焦呼吸凝重，满脸愤然地说道：“他们都已经告诉你了，其他的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又是这句话，三祖眼中寒意越来越甚，直接拧断了那老人的脖子。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牙齿都要咬碎了，两眼流下血泪，心里最后一道安慰也不复存在。现在的他被仇恨充斥了脑海，只想杀了眼前这个畜生！畜生！焦无能的狂怒道：“我一定要杀了你！”三祖冷笑一声，丝毫不在意他的威胁。一个蝼蚁也想颠覆大象？身为至尊境的自己，是眼前这虫子10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我劝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和本座说话，不然又要有人无辜的添上性命了。说话间，牢笼内响起一道惊恐无比的恐惧声。不要！又一个奴隶凭空升起，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一般，甚至被吓尿了。巨大的死意袭来，那奴隶在绝望的最后一刻，满目怨恨与狰狞的怒视着焦，大吼道：“焦，你个混蛋，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若不是你的，我们好端端的在采石渊内，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砰！话还没有说话，那人便炸成一团血雾。三祖畅快不已的大笑一声：“哈哈，弱者的哀嚎，你们这群卑贱的虫子，生来便是我神族的奴隶，老老实实的待在那不好吗？现在知道后悔了？”而就在这时，一位神族护卫匆匆而来，但看到这里宛若人间炼狱一般的场景后，心中一震，赶忙上前说道：“老祖，一族等人叫您过去一趟，说是青天神族与万七神族到了。”哦，北域的神族竟然来得这么快！三族有些诧异的喃喃，而后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了。”在他身上忽然燃烧起了浓郁的白色雾气，待将身上的血腥味与沾染上的血液蒸发过后，三祖冷冷地看着焦说道：“在我回来之前，如果还不老实交代的话，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活不了。”说完便大袖一挥，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只留不断挣扎、一脸仇恨的焦在发出低吼。待三祖走后，在场的奴隶们无不绝望不已，不断说出怨毒责骂的话，指责着焦为何要带领他们逃出采石渊。焦，你倒是说啊，为什么不说？我之前还看到他与那金发男子聊天，他一定是想将我们所有人都给害死。有人直接随手捡起一块不知道是谁的血肉丢了过来。啪！你个罪魁祸首，都是你害的！焦呼吸一滞，心中升起一股浓浓的无力感，双目无神地看向四周，心中的仇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若是这次能够逃出去，总有一天他要让这太古仙域的所有人神族之人付出代价。可现在弱小的自己根本就做不了什么。青天、莫奇，脑海中忽然想起之前那神族护所说2个名字。焦任凭其他人诅咒谩骂，眼眸闪烁，忽然燃起了一丝对生的渴望。而另外一边，天域城内，莫奇空微微一怔，有些不敢相信的再次强调道：“我是莫奇神族的天子，神族天子，眼前这人难道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能够成为神族天子的地位，可不知道比普通的神族之人高出了多少倍。”苏九哥有些不耐烦的挥挥手，嫌弃的说道：“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没必要重复这么多遍。一个区天子就骄傲的不行，根本还是大地之子。你看我说了什么吗？”本来以为这莫奇空与其他竞技神族之人有所不同，却不曾想骨子里与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骄傲于自己的身份，否则也不会在整个莫奇神族都排斥的情况下，还舔着脸重新回到莫奇神族了。南宫晴在旁忍不住扑哧一笑，笑盈盈的说道：“莫奇天子若是有事，不妨直说。”莫奇空皱了皱眉头，显得有些不悦。寻常人等在听闻自己的身份后，无不激动不已，感恩戴德的。可眼前之人似乎跟曾经见到过的人族妖族不同，对自己的身份根本就不感冒。但作为一个中后期的天命主角，想他莫奇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觉得眼前之人极有可能是那日黄界之中的金发男子。万奇空保持着谦逊的态度说道：“既然连南宫族女都这么说话，那我就直接问了，阁下可进入过苍黄界之中？”南宫晴闻言蹙了蹙眉头，看向了一旁的苏九哥。众所周知，苍黄界可是太古仙域的神识战场，唯有使用苍黄杯方才能够进入其中。而弟子大人一直都在生活在诸天，怎么可能进入过苍黄界之中吗？可很快，南宫晴就愣住了。只见一旁的苏九哥地眸闪烁，含笑着说道：“哦，苍黄界啊，倒是在里面玩玩过。”他已经大概猜测到，
这莫奇空想要了解什么了。那日在仓皇界之中，自己虽然隐去了面容，但并未改变自己的身形与仪态，怕是这莫奇空察觉到了什么，所以才前来试探。只是苏九哥不清楚的是，这莫奇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善意还是恶意？南宫晴一脸不可置信，喵喵喵，弟子大人不是在开玩笑的吧？仓皇界建立在太古仙域当中，就算是仓皇杯离开了太古仙域，也根本无法使用。莫奇空闻言，脸色一喜，眼神骤亮，心中更加确定了，此人就是当日仓皇界之中与自己对决之人。想不到，在除了竞技神族之外的两族里，竟然还会有如此天骄妖孽的存在，实力强大，不弱于自己之下。这对于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帮手的莫奇空来说，实在是太过完美的人选。万司空眼神逐渐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此人身份神秘，又与这南宫神族的族女结伴行，不会真是皓日神族的遗孤吧？为了不暴露自己空皇神体的事，莫奇空并没有直接点破，而是大笑一声说道：“想不到我太古仙域里还有这般俊杰。南宫姑娘是与南宫神族一同前来的吗？为何我听说南宫神族才刚刚出发呢？”南宫晴笑了笑，说道：“我刚回来不久，并未与族中一同出发。”莫奇空点了点头，看了眼正一脸笑盈盈的苏九哥，正想说话，不远处便传来了一道娇糯的女声：“哥哥，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为什么不和族人们一起走？”当听到这声音时，莫奇空微微一愣。小雅，他刚忙回过头去，只见不远处一个身子柔弱、肌肤雪白的娇俏少女蹦蹦跳跳来。少女柳叶眉，紫色的眼眸弯弯似月牙一般，看上去年纪不大，身着一袭翠绿色的衣裙，灵气十足。只是她的皮肤却意外的白，是那种没有一丝血色的冷白，就连眉毛与瞳孔也都是白色的。小雅，你怎么也来了？见来人，莫奇空赶忙上前搀扶住了少女的手臂，皱了皱眉头，有些责备又有些疼爱的轻声道：“你身体本就不好，不好好跟着族中的长老们跑来这里做什么？”少女名为万琪雅，是万奇空的亲妹妹，他们的母亲是一位妖族女子，本体是只白狐。与莫奇空不同的是，莫奇空所产生的变化便是觉醒空皇神体与改变了天珠神力，而莫奇雅却没有继承莫奇神族的一点特征，除了没有兽儿尾巴以外，无论是眼眸还是眉毛都与母亲极为相似。莫奇空训斥道：“小雅，快回去！”莫奇雅鼓了鼓嘴，有些委屈的说道：“哥哥，你知道的，他们都不跟我玩，我在后方看到你下了车，也偷偷摸摸的跟了过来。”见妹妹的样子，万奇空一下子便明白发生了什么。莫奇神族之人从小便看不起自己兄妹俩，自己一个不注意，便会有那些年龄不大的小辈来欺负辱骂自己的妹妹，连自己如今成为天子都没几个人尊重，就更不用说一个人孤零零坐在第5车位的小雅了。见妹妹的模样，莫奇空一瞬间就心软了下来，眼眸闪过一丝怒意，深吸一口气说道：“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莫奇雅摇了摇头，轻声道：“没有，我只是一个人很无聊才跟过来的。”“哥哥，这位是你的朋友吗？”莫奇雅眨巴着眼，好奇无比地打量着苏九哥，而此时苏九哥也同样的看着他。姓名莫奇雅，身份莫奇神族天命主角之妹，天命女主，年龄14，性格怯懦柔弱，境界归一境6重，体质九幽神体，未觉醒，妖兽天狐族返祖之体，在觉醒之前会遭受到9次极寒之气，若是渡不过便会生死道消。功法启灵宝术，星象6式，宝物天蚕丝茧，替死草人，万象镜，护体宝珠，万里传送符。当前气运值3万。嚯，好家伙，3万的气运值竟然比自己所见到过的天命主角还要高。看着眼前这个白毛少女，苏九哥不免有些微微啧舌。他实力弱小，身上却携带着不少保命的至宝，而这庞大气运值恐怕也是这些宝物所带来的。就如天蚕丝茧，乃是一件极为稀有的防御之宝，水火不侵，在其中更是能够抵挡住圣境的攻击。而那替死草人就更为可怕了，就如同长青大帝的青帝丹，这替死草人也是一位名为玄古的古之大帝所创，其效果惊人无比。至尊境之下，仅只需要在其中分出一缕神魂，便能够在遭受到致命一击时，以这替死草人代替承受住伤害，在诸天之中近乎绝技，珍贵无比。而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苏九哥看向一旁的一脸疼爱的万气空，这家伙可真是一个十足的护妹狂魔啊。不过苏九哥忽然灵光乍现，既然这已经是中后期的天命主角，不好下手，那么自己为何不从对方的软肋开始？你们是我哥哥的朋友吗？莫奇雅歪着脑袋打量着苏九哥，一脸认真，指着苏九哥的头发说道：“金发爷，这是真的吗？”苏九哥闻言莞尔，笑呵呵地说道：“是真的。”莫奇雅嘟了嘟嘴，显得有些犹豫渴望地说道：“那我可以摸摸吗？”苏九哥一怔，然后毅然决然地说道：“不行。”啊，那好吧。莫奇雅低着脑袋，有些遗憾地说道。莫奇空见状笑了笑，说道：“好了，小雅过来，不得无礼。”万司空有些歉意地朝着苏九哥说道：“不好意思，家妹年幼无知，还请公子见谅。”莫奇雅不解地问道：“哥哥，你们难道不是朋友吗？”苏九哥不在意地摆手说道：“无妨。”莫奇空再次邀请，见苏九哥丝毫没有想要与自己结交的意思，不由得感到有些懊恼。也是，自己虽贵为莫奇神族天子，但在这竞技神族之中，哪个不知晓自己的身份乃是一卑贱的狐女之子？神族之中几乎就没有几个看得上自己之人，而眼前这位金发青年既与南宫神族族女结伴，想来身份也十分不凡。但万气空并未从苏九哥身上感受到任何的不屑鄙夷之意，眼眸闪烁，沉吟了一会，而后拱手说道：“既然公子去意已决，那在下也就不多加挽留了。不知公子名讳？”苏九哥淡淡道：“徐年。”南宫晴愣了愣，楚宣柔也是显得有些错愕。徐年，莫气空喃喃道，脑海中不断回忆起各个神族之人的姓名，并未有哪家有此人存在，也没有过多在意，而是点点头道：“徐年，好名字，
在下记住了。若是徐兄有空，可以出来一聚。这段时日，我会一直待在这天域城之中。莫奇雅闻言，娇声开口道：“哥哥，你难道不跟着长老们去莫奇神族拜访吗？”莫奇空淡然道：“那群老东西根本就不打算带着我，我这么做反倒是如了他们的愿。在万奇神族内，长老们千方百计的不让自己与其他神族添交联系，哪怕是有几个关系不错之人，也会因为种种原因离开自己身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自己孤立无援，否则自己又何苦在人族与妖族之中寻找左膀右臂？”莫奇雅小脸有些不悦，皱着眉头说道：“明明都是一家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总是刁难哥哥你。”莫奇空摸了摸他的脑袋，安慰道：“算了，小雅，别生气，哥哥没事。”万奇空看向苏九哥，笑着说道：“徐兄，在下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若是不嫌弃的话，可凭借此令找我。”说着，万奇空拿出一件特殊的通讯符箓，交给了苏九哥。苏九哥眼眸闪烁，微微颔首，随后转身说道：“我们走吧。”两女跟上，看着苏九哥离去的背影，莫奇雅拉着莫奇空的手，歪着脑袋问道：“哥哥，他是什么人啊？莫非也是神族之人？”莫奇空摇了摇头，目光悠悠，脑海中逐渐回忆起了仓皇借势后的那道背影，喃喃道：“一个对哥哥大有帮助之人。如果此人真的是那个神秘的家伙，若是能够得到他的帮助，莫奇哲不足为惧。如今已经成为莫奇神族天子的他，最终的目标便是那族长之位。可奈何有着莫奇哲与自己亲生父亲族长的阻拦，自己在族内时刻被人所监视，束手束脚，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办法。甚至连拥有空皇神体这般强大体质一事，他也不敢暴露，生怕遭到自己亲生父亲的忌惮，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莫奇雅虽然不明白，但还是认真的点点头，紧抓着哥哥的手，说道：“哥哥，我也要好好修炼，争取日后能够帮上哥哥你。”莫奇空闻言失笑一声，揉了揉他的脑袋，眼眸中满是心酸与疼爱。“小雅，放心，有哥哥挡在你身前，只要你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就好。不说这些了，服用了赤珠果，最近你身体好点了吗？”天域城一处方室之中，这里遍布着昂贵精美的绫罗绸缎与法器。南宫晴在一旁终于有些忍不住，笑盈盈的说道：“公子是何时换了个名字？”楚轩柔也是反应了过来，见之前那男子被公子忽悠的一脸认真的模样，轻声道：“定然是公子不想暴露自己的名声。”苏九哥一脸平静，淡淡的说道：“没办法，你家公子我仇敌太多，而这里又不是诸天，若是被仇家找上，可联系不上苏家。”南宫晴白了自家弟子一眼，心中暗暗诽负道：“弟子大人，您要是真在意这些，也不会屠了那东陵神族一个采石渊的人了。可怜的东陵神族，恐怕是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南宫晴有些担忧的说道：“对了，公子，之前在那采石渊中可是有不少奴隶逃跑了。您说，若是东陵神族来人将他们抓回去的话，就比如说是公子你的金发，实在是太过引人耳目，哪怕是在我太古仙域中也是十分少见的。”苏九哥眸光闪烁，点点头说道：“这倒也是。”苏九哥沉吟了一会，而后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大手一挥，自己身上那耀眼无比的金发一瞬间转变了颜色，变成了黑色。一头如墨般黑发的苏九哥似乎变得更具备魅力，身姿高大神武，少了一些那种高高在上的尊贵感，更加具备亲和力。南宫晴见状，美眸一亮，异彩连连：“公子，我看您好像对那莫奇空有些在意，为何刚刚对方主动邀请您不过去呢？”苏九哥脸色平静，自己此次前来太古仙域，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莫奇空，而更多的则是想要看看在这太古仙域之中，是否还有与莫奇空一样的天命主角存在。毕竟太古仙域作为最为古老的道域之一，不知存在了多久，丝毫不弱于苏家的圣皇道域。可以说，在这里的每一个竞技神族的底蕴，都丝毫不弱于各个地族古族。他们都集结于一个地方，说仅仅只有莫奇神族莫奇空这一个天命主角，苏九哥是肯定不信的。苏九哥，时间还长，不着急。你不是都说了吗？在这里的神族都是为了神界而来，一时半会还跑不了。随便看看。南宫晴点点头，弟子大人的想法总是让自己有些捉摸不透。就这样，在南宫晴的一边介绍一边带领下，短短一天时间，苏九哥便大致对这天域城以及各个竞技神族有所了解了。太古仙域之中，竞技神族的数量不多，一共有13个神族存在，据说曾经一共有19个，不过都因为各种原因灭亡。现在的这些神族分别居住在南北4境之中，诸如青天、莫奇神族就在北境之中。唯一令苏九哥有些在意的是，竞技神族之中并非没有出现过大帝级别的人物，只是关于这些信息，就连南宫晴也相知甚少。一直到了第2日，万奇空今日身着一身长服，与妹妹万奇雅在天域城之中的一座装饰奢侈的酒楼之中。今日因为有神族之人的到来，酒楼的最顶层都被清空。莫奇空像是在等候着什么人一样，小抿着茶水。周围的侍女小二都是妖族与人族，而就在这时，一道恭敬的少女声响起：“客人，那位大人就在这里，里面请。”莫奇空眼眸一亮，只见不远处苏九哥与来2女到来，他赶忙起身，大笑着来到苏九哥的身前，说道：“哈哈，徐兄，想不到你今日竟然真的可赏脸而来哉，真是荣幸啊！”莫奇空声音豪迈，没有一点神族之人的架子。就在昨夜，他通过传讯符箓邀请苏九哥前来一聚，却不想对方竟然同意了。苏九哥淡笑一声，说道：“久等了。”尹老回来后，也将此人的资料悉数交给了自己。这天命主角虽是天子，但却在竞技神族之中地位十分尴尬。固然也清楚为何万奇空会对自己频繁示好，殊不知这般举动正合了苏九哥的心意。莫奇空不在意的说道：“徐兄弟若是肯来，让在下等多久都愿意。这里也是我所能够找到天域城最好的地方了。徐兄，请。”他带领着苏九哥来到了位置，座位上有些百无聊赖的莫奇雅见来人脸色一喜，招了招手。莫奇空打量着苏九哥，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一般，有些疑惑的说道：“
咦，徐兄，你这头发……他明明还清楚的记得，昨日徐兄还是一头金发，怎今日就变了？苏九哥笑道：“一时兴起而已，神迹在即，金发实在有些太过招摇了。”万气空闻言点点头说道：“徐兄说的也是，神迹一事，所有竞技神族都会前来参加，到那时天域城内不知道将会出现多少各方神族之人。那群神族之人的尿性，他最为清楚了，是绝对看不得除了神族之外的人与自己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莫气空豪爽的承诺道：“徐兄大可放心，既是我万司空的朋友，徐兄若是遇到什么不公的事，我自然会出手。”他毫不避讳的示好道。苏九哥点头：“那就多谢了。”见苏九哥没有拒绝，莫气空眼神变得更为明亮了。他就说：“以自己神族天子的身份侍候，在这太古仙域中，恐怕是没有人族与妖族会拒绝。毕竟，哪怕是一个血脉不纯的神族之人，那也终究与神族沾亲带故，不是普通人胆敢招惹的。”苏九哥坐下，小饮了一口桌上的茶水，不紧不慢的说道：“不知道莫七兄是为了何事而来？”莫七兄，自己贵为神族天子，愿意放下身段称呼你为徐兄，那是给你面子。万七空闻言皱了皱眉头，明显有些不悦，眼神一瞬间闪过一丝怒意，但却很好的被他所掩饰了。莫七空大笑着说道：“我找徐兄弟的原因，自然还是因为先前一事。”苏九哥没有说话，而是在思考着什么。莫七空见状，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还以为对方是担心自己的天赋实力会有所暴露，怕被其他神族之人抓取当奴仆。要知道，妖族与人族之中，但凡有人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无论个人愿意与否，几乎都会被各方竞技神族吸纳充当看家护院的走狗，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志之士。莫七空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徐兄大可放心，我愿意以莫七之名发誓，这件事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我只不过是有些好奇罢了。”在莫七空一脸期待的眼神中，苏九哥缓缓开口了，故作疑惑道：“莫非是莫七兄弟曾经见到过我？”莫七空闻言，眼眸骤亮。徐兄弟的这个意思，就是间接性的承认了自己曾经进入过苍黄界当中。这样一来，那一切都好说了。莫七空大笑一声，神秘兮兮地说道：“徐兄弟，在下可是曾经在徐兄弟手上吃了不少苦头啊！徐兄弟的实力不是在下夸赞，甚至比无不少神族之人都要高出不少，不该是籍籍无名之人啊！”莫七空有些感慨地说道。他也不担心自己的空皇神体暴露，因为早在那苍黄界之中，自己便隐去了所有的容貌与身形，而且在外界之中，自己从未使用过空间力量。虽然不少神族之人都知晓苍黄界之中有个来历神秘空间之术，强大无比的妖孽，但是绝不可能猜得到自己身上。苏九哥淡淡道：“莫七兄谬赞了，败在我手中之人可不在少数。”莫七空一顿，眼眸闪烁，好狂妄的家伙！不过这正合自己的心意。要知道，但凡是这种天骄妖孽，皆是心性狂傲之辈，绝对不甘心屈居于他人之下。可自己乃是神族天子，身份尊贵无比。万七空相信，只要自己肯放下身份，诚心结交，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拒绝。莫七空，徐兄弟的实力的确是强大无比。徐兄，难道就没有神族之人想要招揽你吗？莫七空说得很委婉，若是直白了说，这般天骄，恐怕是不少神族之人心仪的随从对象，恐怕连其他神族天子也不能够无动于衷。万七雅在旁听闻，眼眸闪烁，他还从未见到哥哥对一个人如此热情，不禁学着自己的哥哥瓮声瓮气的效仿道：“徐兄是什么修为的？”莫七空一愣，随后没好气拍了拍万七雅的脑袋，笑道：“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也学会这样了？什么徐兄，叫徐大哥。”莫七雅若有所悟的点点头，娇声道：“哦，那徐大哥，你是什么修为？有我哥哥厉害吗？”莫七空眼神一亮，这正是他也想知道的。苏九哥淡笑着开口道：“不才入圣境4重。”莫七空皱了皱眉头，入圣境4重，怎么与自己那日所见之人不一样？此刻的他几乎已经100%确定了，那日苍黄界所面对之人就是眼前这位徐兄。这才过了多久，你跟我说破了4个小境，这怎么可能？莫七空不信的笑道：“哈哈，徐兄弟倒是说笑了。不过以徐兄弟实力，恐怕能够比肩东4神族内的天子了。东境4神族乃是太古仙域中最为中心的地方，也是资源的中心。在那里的神族天骄们比其他3境之人更为强大。自己虽是末期神族天子，实力强大，但在不使用空皇神体的前提下，也没有太大的把握面对那几族的天子天女。”两人畅谈了许久，虽然苏九哥总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态度，但莫七空并未因此而放在心上。在此期间，莫七空也明白了为何南宫神族族女会与徐兄弟在一起。如此，这般。哦，原来如此。万七空发出一声长叹，看向苏九哥的眼神一时间都变了。原来徐兄弟竟然是诸天之人，出来太古仙域不久。他就一直疑惑，为何徐兄当听到自己乃是神族天子时，眼神之中没有一丝敬畏。这样一来，就解释得通了。诸天可是距离太古仙域十分遥远的地方，莫七空知晓，但也不太了解。莫七空眼眸闪过一丝渴望，惊叹道：“想不到徐兄来历这般不凡，诸天啊，那可是在想向往已久的地方。据说那里的资源比起太古仙域来说丰富了不知道多少倍，更是出现不知道多少大帝人物。”一边说着，万七空一边朝着妹妹莫七雅说道：“小雅，去让人上我太古仙域最为有名的醉神酒。今日我要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好好的喝上一杯。”莫七空不像其他神族之人一般，在从小的灌输下认为人族和妖族都是自己神族的奴隶，哪怕是远在诸天的也一样。作为天子，他曾在金阁中看到过不少关于诸天的秘闻，对那里好奇无比。据说诸天内的人族曾经可是抵御过大黑暗时期的入侵，巅峰之时，大帝更是足足有20-30位之多。在他眼中，诸天里的人族和太古仙域中的人族完全是两种人。以这位徐兄的势力，恐怕也是某个大势力的顶尖妖孽，所以莫七空也放下了轻视，认真说道：“就是不知徐兄来我太古仙域所为何事？”苏九哥找人
顺便想见识见识太古仙域之中的天骄。哦，莫非是徐兄有什么我禁忌神族的朋友？万气空有些好奇。在下倒是可以帮上徐兄你。苏九哥轻笑一声，缓缓说道：不用了，那人已经找到了。万气空有些疑惑，看了一眼苏九哥身旁静静端坐着的楚宣柔，莫非是这位姑娘？他也没再多说什么。而这时，莫奇雅从下人手中捧过一大壶密封着的酒水，笑嘻嘻地说道：哥哥，酒来了。他小手轻轻将那封盖一揭，顿时间，一股香醇无比的酒香味便四溢了起来，浓郁无比，光是闻上一口便令人口舌生津，心底仿佛在挠痒痒。苏九哥也不例外，诸天之中不乏有许多美酒，但他还从未遇到过有如此燥热之感的酒水。那壶中的酒清澈透明，波光粼粼，犹如一汪清泉一般。莫奇空见状，笑呵呵地说道：小雅，快给这位徐兄满上。徐兄弟，不瞒你说，这醉神酒可是我太古仙域内的一大特色，不仅仅是这里，四境之中皆是有其的存在。服用后不仅能够助人修为，更是可以去除肉身的杂质。当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快，请。莫奇雅小心翼翼给众人满上一杯，似闻着这酒香，他小脸红扑扑的，随后有些试探地问道：哥哥，我能喝一杯吗？不过当看到莫奇空那一脸黑的表情，他很快就闭上了嘴，低着个脑袋。苏九哥接过酒水，小饮了一口，地眸一亮，第一口的感觉便是烈，相当的烈，胸口就如同火烧一般，一股温热的气流逐渐弥漫至了四肢，浑身暖洋洋的，舒爽无比。这酒果然如莫奇空所说，对人大有裨益。莫奇空眼中笑意更甚了，喝酒好办事。两人一边饮酒，一边即交谈着，称兄道弟，亲密无间，就好似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终于在喝了不少酒过后，见苏九哥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莫奇空脸色有些泛红，有些忧愁地叹了口道：唉，来了。苏九哥咧嘴一笑，虽然喝了不少酒，但自己的先天混沌体很快就将酒意所分解，这点并不能够影响到自己什么。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倒是想看看这天命主角想要做什么。苏九哥故作不解道：莫奇兄这是做什么？莫非是有什么烦心事？莫奇空看了苏九哥一眼，知晓是鱼儿上钩了，摇摇头说道：说了这么多，想必徐兄也知晓，我虽是莫奇神族天子，表面风光无穷，但在莫奇家却处处受到提防桎梏，束手束脚，十分难受，甚至就连我的亲生父亲都怀疑我。苏九哥挑眉：哦，莫奇兄的实力既已是顶尖，按我诸天来说，像万奇兄你这般的天骄，各个势力应该都会奉若至宝，着重培养，怎么落到如此地步？莫奇空叹气更深了，苦笑着说道：徐兄弟有所不知啊，真正的禁忌神族之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这点想来南宫姑娘应该清楚。南宫晴在旁点点头说道：血脉不纯的话，的确是这样，毕竟在神族之中，血脉便代表了身份。虽然莫奇公子你也同样觉醒了觉醒神力，但毕竟发生了一点异变，而且这一点也与万奇空的母亲有关。但凡他的母亲是个神族之人，哪怕是地位不高，但凭借万司空的天资，也依旧能够得到关注与全力栽培。莫奇空，是啊，神族内的歧视可比对外族的歧视还要严重许多。这次神迹过后，若是在神斗之上无法为家族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恐怕连我这天子之位也将不保。南宫晴蹙了蹙眉头道：不应该啊，以你的实力，应该在三境之中，除了东境里都是顶尖的。我记得莫奇神族上一届才落得16排名，此次有莫奇天子你的出手，至少是有望进入前10。莫奇神族但凡不傻，都不可能因此而卸掉你的天子之位，得不偿失。莫奇空看了眼南宫晴，面露为难道：话虽如此，可南宫姑娘莫非是忘了，神斗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我那个族弟，神斗比试上场出席之人乃是2人，一般来说都是由一族天子天女出马，可他莫奇神族这一届根本就没有设立天女之位，若是补充，那必然是自己的亲弟弟万奇哲那个家伙与自己一起，自己夺了他天子之位，在此次神迹上，他不背刺自己都算好的了，指望他协助自己，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而神斗失败的后果可想而知。莫奇空在讲述完这些后，一脸忧愁的喃喃道：神斗并无太多的要求限制，其实还可以选择他人一同参加，那个人也可以是神族以外的人。万奇空若有所指导，这便是自己近来最为忧愁的事。他从里到外都被监视着，找谁都没机会，好不容易遇到个连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强者，莫奇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想让苏九哥成为神位，与自己一同参加神斗竞技。莫奇空眼眸闪烁，缓缓道：那个徐兄弟，不知好个竞技神族。莫奇空话还没有说话，就在这时，一旁的苏九哥突然大喝一声，愤然道：以莫奇兄弟的天资与实力，那莫奇神族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莫奇兄，依我看，你不如随我一同来诸天，保证各个道统势力都会对你抛出橄榄枝的。莫奇空一愣，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等等，不是，我是这个意思吗？苏九哥一脸认真的说道：莫奇兄，以你的天资，哪怕是在诸天也是数一数二的，海阔天高任鱼飞，我相信到了诸天以后，你必然会成为响当当的人物。万奇空直接妈了，自己还没有答应呢，怎么说的自己好像今天就要退出莫奇神族一样。妹妹莫奇雅还在这，而且这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万奇空自然是不愿意。他一脸为难的说道：那个徐兄，苏九哥，不必多说了，我都懂，你担忧的无非就是不好脱身而已。莫奇兄你且放心，有我在和南宫晴在，这点办法我们还是有的。苏九哥一脸郑重的向他保证道：你妹妹也可以交给我来照顾。叮，天命主角万奇空气得破防，气运值损失3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久违的系统声音响起，苏九哥看着脸色跟吃了屎一样难看的莫奇空，心中冷冷嘲笑道：小样，没点好处也想跟本弟子玩？
万气空眼神阴晴不定，恨不得给眼前这位听不懂人话的徐兄来2刀。不行，我得冷静，冷静。眼前这位是与自己共同参加神斗的不二人选，有了苏九哥的协助，他有把握能够夺得此次神斗的前10，甚至是前5名也不是不可能。到那时候，连老祖都会出面，将无人再敢质疑自己的天子之位。而神迹后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取代当今末期神族族长，夺得族长之位。莫奇空心里暗暗想到，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有些勉强的笑道：“那个徐兄弟，这就不劳您麻烦了，我暂时还没有去诸天的想法。”苏九哥闻言有些失望，叹道：“哎，那真是可惜了。若是莫奇兄去诸天的话，我们还可以时常交流一下呢。”这个白痴！莫奇空此时都要气炸了，自己好不容易成为了末期神族天子，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谁愿意放弃这里所有地位，和你去诸天啊？若是自己和妹妹真就这么一走了之，莫奇空敢保证，莫奇哲会在大喜过望的同时，毫不犹豫的直接派人追杀自己。莫奇空眼眸闪烁，认真无比的看着苏九哥说道：“徐兄，其实是这样的，是在下想要请求徐兄你帮个忙。”苏九哥微眯起了眼，有些疑惑的说道：“不知莫奇兄这是何意？什么忙？”莫奇空，此次我竞技神族的神斗之上，我斗胆想请徐兄弟你出手助我，以徐兄你的实力，与我联手必然能够拿下一个不错的名次。当然，事后徐兄你出手的报酬自然也是好说。苏九哥沉吟了起来，眼眸闪烁，像是在考虑着什么。一旁的南宫晴也有些微微诧异，他没有想到万奇空竟然打的是这个主意。如此说来，这位万奇神族的天子好像是很不放心自己的那个亲弟弟，竟愿意让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外人出手，也不愿意与自己的族弟出面。苏九哥没有说话，场面一时间有些沉默了起来。哈哈！莫奇空见状，有些尴尬的笑了一声，打破了这份宁静，说道：“其实在下也知道，我与徐兄你不过是刚刚相识不久，这个要求提出来实在是有些太过分了。但是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之举。若是此次神斗失利，在下和妹妹就真的无处可去了。”说到这，万奇空给莫奇雅使了个眼神，莫奇雅很快便领悟过来，骤然欲泪的娇声道：“是啊，徐大哥，你就行行好，帮帮我哥哥吧。哥哥一路走来不容易，如今好不容易才坐上这个天子之位，在这太古仙域内，恐怕是除了徐大哥你，就没人愿意帮助我哥哥了。”两兄妹一唱一和，颇有一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架势。苏九哥面露为难之色，说道：“唉，莫奇兄，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而是这神迹乃是你们神族的仪式，我一个外人如何好参加？而且所面对之人我也不曾了解，情况不明，我也不好贸然出手。这意思算是比较委婉的拒绝了。”莫奇空呼吸一滞，可别啊，你若是不同意，我这还找谁？他几乎敢100%的肯定，万奇哲那个家伙宁愿抱着让整个末期神族都有所损失的情况下拉自己下马。这件事连族中的长老们与自己的父亲心中也十分有数，对他们而言，神迹10年一次，此次排名落后，无非就是末期神族内的修炼资源会紧张一些。那群家伙竟然愿意损失自己的利益，可想而知对自己是有多么痛恨。早在莫奇空竞争天子之位时，就怒手当众击杀了好几位长老之子，到最后要不是莫奇老祖出面，自己与妹妹早就死在自家人手里了。可现在有着一座座大山相隔，族内的长老们早就学精明了，根本不让自己与老祖联系。莫奇空叹了口气，诚恳地说道：“徐兄弟，若是你愿意帮我这一次，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万奇空的大恩人，并且我莫奇空当上末期神族族长后，愿意将徐兄你奉为贵宾。”苏九哥怔了怔，一脸古怪地看着他。好家伙，这么会画大饼的吗？莫奇空从头到尾跟自己说了一堆，但就是没有说有关于利益一事，全程画大饼，当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苏九哥都有些无语了，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抠搜的天命主角。不过想来也是，以对方的处境，哪怕是在这末期神族中，恐怕也得不到多少修炼资源，大多都是依靠着自身的本事获得的。苏九哥装出一副十分同情的模样，说道：“莫奇兄，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这件事我是真不好出手。其实吧，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就算我想，也无法帮到莫奇兄你什么，只能给你一点精神上的支持了。”什么？莫奇空闻言大惊，急忙道：“徐兄，为何会这么早？就不能再多留几日吗？”他这一下可是真急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实力十分满意，能够协助自己之人，而且身份干净，也不是其他神族之人。莫奇空可是1万个不愿意这么就此错过。苏九哥摇了摇头，说道：“怕是不行，我来此地许久，再不回去也不好交代。”说到这，苏九哥话锋一转，但是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万奇空立刻道：“什么？徐兄弟快请说。”苏九哥欲言又止，一脸愁容的说道：“哎，还是算了吧。”莫奇空傻眼了，怎么好端端的说到一半，你就不说了呢？莫奇空苦笑道：“徐兄弟，你可就别卖关子了，这件事真的对我很重要。”他有些烦闷的喝了一杯酒。苏九哥见状，缓缓说道：“徐兄，这回去一事，中途也可以发生很多变故的嘛。比如说遇到奇遇，发现了什么至宝，从中耽搁了一点时间，也不是不可。”莫奇空一愣，很快便反应了过来，眼眸大惊，目瞪口呆的看着一脸狐狸笑的苏逸仙，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好啊，这个家伙，这不摆明了是找自己要宝贝吗？莫奇空算是明白了，眼前这个徐兄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分明是个人精，见不着好处不出手的那一种。莫奇空眼眸阴晴不定，本来想仰仗着自己神族天子的身份画个大饼让他出手的，可对方乃是诸天的人族，根本就不吃这一套。看来要想不付出点什么就让他出手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还没有出手，莫奇空便隐隐有种巨大的肉痛感。对于他而言，自己的所有宝物与资源都是靠着自己争取而来的，从未指望过末期神族，所以也养成了他十分抠搜吝啬的性格。
除了自己的妹妹惦记着自己的宝物，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万齐空看着苏九哥，十分勉强地挤出一抹笑容，说道：“不知徐兄想要什么宝贝？”同时也在心中不断安慰着自己，只要度过这次神迹，自己所得到的好处将是巨大的。因为莫奇老祖曾亲口许诺过自己，只要进入神斗前8名，日后莫奇神族族长之位，自己便是不二人选。最不济，到那时自己也可以通过别的方法将宝物给取回来。还没有出血，莫奇空便已经做好了之后的打算。苏九哥见他的模样也不在意，而是又一次查看起了对方的信息。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除了宝物，别的一概不看。叮！莫奇空，当前宝物：虚空珠、堕日弓、镇劫神链、裂空斧钺、太虚鱼精、残篇、铜魂镜、仙品灵石，星号324004。苏九哥看了好一会，都没有发现什么自己想要的。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看了一眼一旁的莫奇雅，随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莫奇兄啊，你说我们修士出门在外最为重要的是什么？”莫奇空怔了怔，有些不解为何苏九哥会这么问，但还是老实说道：“灵石？不对。法宝？不对。人脉？也不对。”万四空接连说了好几个后，有些无奈地说道：“徐兄弟，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在下实在是猜不到了。”苏九哥地眸微眯，悠悠地说道：“一个修士最为重要的便是保命的手段。莫奇兄之前所言都是一些外物，若是遇到了什么厉害的仇家，或者是稀世珍宝，没有相应的实力匹配，那么唯有保命手段多，方才能够活下去。死了，可就什么没有了。”苏九哥紧盯着他，话里有话的沉声说道。莫奇空瞳孔一凝，思索了一会后，认真的点了点头，赞许道：“徐兄弟所言没错，保命手段，这对修士来说的确是最为重要的。在这残酷的修真界里，并非所有人都是如莫奇空这般的天命主角，无论遇到什么天大的危机，总会有人出面逢凶化吉。一个有效的保命手段，才是能够让自己屡次逃脱的关键。”苏九哥嘴角扬起，淡笑道：“哎，不瞒莫奇兄，在下虽然实力强大，同境界之中难有敌手，未尝一败。”莫奇空听闻，嘴角一抽，好不要脸，他从未见过有如此吹嘘自己之人。苏九哥的声音接着传来：“但在这世上，谁敢言无敌？是人便有日薄黄昏之时，所以便一直想要搜寻有什么保命的法宝。若是在这太古仙域内能有此物，哪怕是再多留几日，也无伤大雅了。”莫奇空深吸了一口气，行了行了，自己已经明白这个家伙的意思。保命手段。储物界白芒一闪，空间荡漾起阵阵涟漪，一道上面刻画着无数符文的黄色符箓出现于莫奇空手中。莫奇空淡笑一声，将符箓递了上去，说道：“徐兄的意思我明白，徐兄且看，此物名为万里传送符，只需注入一丝灵力，便可迅速使用，能够在一个呼吸之间将人传送到数万里之外，甚至更远，是杀人放火，嗨嗨，无疑是保命的最好手段。”苏九哥紧盯着那符箓，有些不悦地皱了皱眉头。万里传送符，本弟子想要的是这个吗？不得不说，眼前这个主角是真的抠搜，他给自己妹妹的宝物个个都是极其罕见的保命之宝，一个破万里传送符就想打发自己，当本弟子是叫花子吗？苏九哥的目标是万思雅身上的那个替死草人。哎，看来是太古仙域中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今日一聚，与莫奇兄相谈甚欢，我们来日再见。走吧。苏九哥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说罢便要起身带着两女离开。莫奇空脸色慌了，他就知道眼前这个家伙不会这么好糊弄，但没想到苏九哥离开的这么果决，连忙起身劝阻道：“徐兄弟等等，我这里还有。”苏九哥停顿了片刻，摇摇头说道：“算了吧，这保命之物我也知晓，的确是稀少无比。万奇空，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万奇空立刻将神识探入储物界之中，想要寻找有什么保命的宝物，可他自己所有的保命至宝都交给了妹妹莫奇雅，哪还有这些东西？找了许久，也不见有丝毫动静。苏九哥口气隐约有些不耐烦了，淡淡道：“莫奇兄，算了吧。”一旁的万奇雅见哥哥急得满头大汗，蹙了蹙秀眉，顿时想起自己储物界之中不是有哥哥给自己的不少保命之物吗？有心替哥哥分忧，莫奇雅脆生生的开口道：“徐大哥，我这里有。”小雅。万奇空惊了。哦。苏九哥挑眉，有些不信道：“小雅姑娘，还是不要开玩笑了。”见苏九哥不信，莫奇雅鼓着嘴，直接拿出了一件防御型法器，一面光洁无比、雕刻着龙凤花纹的铜镜。那枚铜镜竟然是一件至尊级法器。莫奇雅将其放在了桌面上，认真的说道：“这怎么样？小雅，你做什么呢？给我过来！”莫奇空脸色一黑，不悦的指责道：“妹妹实力不高，在莫奇神族内极有可能成为莫奇哲或者其他人威胁自家的软肋，所以这些宝物都是莫奇空苦心搜罗而来，交给他防身用的，怎么可以随便拿出来？”莫奇雅不为所动，小脸有些倔强的说道：“哥哥，我也想帮你。”说着看向苏九哥道：“徐大哥，此物名为万象镜，遇到危险时祭出此镜，能够将敌人拉拢至幻境之内，对方根本难以发现你的动向，无论是用来保命还是对敌，都是一件极为不错的宝物。你看这个行吗？”苏九哥打量了一会那面万象镜，不愧是天命主角的妹妹啊，这随随便便拿出来的都是至尊级法宝。可是若仅仅只有这个的话，还不被苏九哥放在眼里。苏九哥沉吟道：“宝物倒是好宝物，只可惜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怎么会没用呢？”莫奇雅急了，辩解道：“这可是至尊级法宝呀！”苏九哥笑盈盈地看着他说道：“不信你对我试试。”莫奇雅撅了撅嘴，直接拿起那面万象镜，注入灵气。嗡！顿时间，一道神秘的力量直接将苏九哥给笼罩于其中。此刻，周围的空间突然变得十分不规则了起来，不断的扭动，画成了一条条五彩斑斓的曲线。苏九哥咧嘴一笑，
因果神眸透过这层幻想，看到了莫奇雅这小丫头片子正得意洋洋地笑着，一边说道：“怎么样，看我说的没错吧？这可是至尊级的保命法器，一般人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周围便传来咔的一声幻境破碎的声音，莫奇雅手中的万象镜竟然就这么直勾勾地飞了出去。苏九哥嘴角含笑，看着他缓缓说道：“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这玩意对我来说没用。”莫奇雅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苏九哥，那表情就好像是在看怪物一般。这怎么可能？饶是一旁的莫奇空也微微一怔，瞳孔震惊地暗暗想到：这么快，在那仓皇界之中，连自己都不是苏九哥的对手。他已经猜到了这万象镜是奈何不了徐兄这般人物的，可却没有想到苏九哥竟然能够这么快的就破除万象镜当中的幻想。苏九哥，我没骗你吧？莫奇亚小脸顿时凝成一团，显得格外的不解与为难。他想了想，紧接着又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件保命法宝。莫奇空在一旁瞪得眼睛浑圆，这些不都是自己交给这丫头的吗？莫奇亚凑了过来，这个呢？不要。那这个呢？这可是护体宝珠，关键时候能够救命。不要，这总降了吧？这可是天蚕丝茧哎！莫奇亚紧蹙着眉头，将那雪白无比的天蚕丝茧给拿了出来。至尊境之下的攻击神通，天蚕丝茧都能够抵挡得住。怕苏九哥不知道，莫奇亚还十分贴心地介绍了一番。莫奇空呼吸一滞，见此一幕，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要小雅没有将那件宝物拿出来就好。天蚕丝茧，哪怕是在保命之宝中，也都极为珍贵。有了此物，想来那徐兄也应该不会拒绝。苏九哥接过那巴掌大小的蚕茧，拨动其中那一条条透明纤细的蚕丝，喃喃道：“这倒是个不错的好宝贝。”万四雅与万四空这兄妹二人皆是眼眸一亮。莫奇亚笑嘻嘻的赶忙说道：“徐大哥，这总降了吧？你要是好好帮我哥哥，这天蚕丝茧我就送给你了。”莫奇空见状，心在滴血。可小雅宝物不少，若是能够以此来收买徐兄的话，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可谁知苏九哥把玩了一会后，便将其递了回去，摇摇头说道：“还是算了，这东西并不适合我，依我看，还是你自己留着为好。”莫奇雅瘪了瘪了嘴，诧异万分的说道：“什么？你连这个也不要的吗？这个可是珍贵无比、极难炼制的宝物啊！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那究竟是要什么样的保命法宝才能够满足你？未免也有些太贪心了吧？”莫奇雅小声嘀咕，这个声音自然是被苏九哥给清楚的听见了。姑娘，话可不能乱说。南宫晴笑盈盈的开口了，小心祸从口出。他毫不掩饰的威胁之意。公子贵为苏家弟子，身份放眼整个太古仙域，可是不在任何天子天女之下，甚至有过之还无不及，可不是一个小小的神族天子之妹能够诋毁的。苏九哥皱了皱眉头，一旁的万气空却突然有些不悦的开口说道：“小雅，怎么对徐兄弟说话的？”说罢，万气空有些歉意的看向苏九哥道：“苏兄，实在是抱歉，在下这个妹妹自幼便被我给惯坏了，所以说话也一时间没有一个分寸。其实在他心里也在暗暗抱怨，这位来自诸天万界的天骄未免有一些太过贪心了一点。要知道，天蚕丝茧可是极为稀少、珍贵无比的宝贝，哪怕是他自己也是花费了很大一部分代价才得到交给自己妹妹保命用的，连这都打动不了对方，这足以说明苏九哥的胃口之大，莫不是还想要自己妹妹的替死草人吗？”莫奇空暗暗想到。苏九哥面色平静，看不出来有丝毫的波动，淡淡的说道：“我可是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这天蚕丝茧对我的确是没有什么作用。”这一次，苏九哥头也不回的便准备离开此地，看上去去意已决。莫奇空，徐兄，无论是莫奇空怎样的挽留，苏九哥也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万奇雅美眸中闪过一丝挣扎，他是真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想要怎么样的宝物。当看见哥哥那急切的眼神，莫奇雅直接一股脑的将储物戒之中的所有宝物都给拿了出来，数量之多令人啧舌。一件件灵气逼人、闪烁着各异神辉的宝物赫然摆放在桌子之上。万四雅看着桌子上的那些保命至宝，思来想去，目光停留在那一个小小的草人身上。那草人脸部贴着一张黄纸，浑身上下都刻画着诡无比的铭文，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又诡异无比。这是……莫奇雅美眸一亮，赶忙大声说道：“等等，徐大哥，之前是我错了，我还有把宝物，你看看，此物名为替死草人我，只要是至尊境之下，无论任何致命攻击都能够抵挡一次，它绝对是保命的不二之宝，有了它就等于拥有了第二条性命。”莫奇雅情真意切，这一次叫得十分大声，他不忘看到哥哥又因为万四神族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作为莫奇空的妹妹，虽然被万奇空保护得很好，但莫奇雅也并非是什么都不懂之人。神族神迹一事，他知道以自己那位明面上的哥哥莫奇哲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让哥哥好过，甚至哥哥很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天子之位。到那时，他们兄妹二人又将受到无数族人的排挤，甚至是重新流浪。哦，当听到替死草人这4个字时，苏九哥终于是停住了，饶有兴趣地转过身去，嘴角扬起一丝笑意，说道：“这东西倒是有点意思。”莫奇雅闻言小脸一喜，赶忙拿起其中那件替死草人小跑了过去。“徐大哥，之前是我的不对，这个宝物绝对是对你有用的。”莫奇空愣住了，他瞪大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去，瞳孔猛地一缩，直接大声呵斥道：“小雅，你在做什么？这绝对不可以！这件宝物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给我回去，听到没？”他是真的生气了。替死草人这是何物？能够多出一条性命的无上宝物。因为小雅那特殊的体质，每次寒意入侵之时都会痛苦不已，九死一生。每次见到妹妹那痛不欲生的样子，自己心里也同样的揪痛，恨不得能够替她承受。为了妹妹安然无恙，万气空可谓是寻找了无数良医，也无法医治，到最后才从神族内的老祖口中得知，自己妹妹乃是一种特殊的体质，这寒意极有可能伴随她一生。
而这替死草人便能够在自己妹妹无法抵御那寒意之时保全她的性命，如何不重要？所以无论是怎么样，莫其空也断然不可能让他将替死草人当作交易之物的。莫其空眼眸阴沉，说道：“听到没有？我不。”谁知一向听话的妹妹莫奇雅在这一刻竟然第一次的反驳了自己，反倒是一脸倔强的说道：“哥哥，我也想要帮你。徐大哥，这替死草人给你，你一定要在神迹上帮帮我哥哥啊！”叮！天命女主莫奇雅失去万奇空赠予的保命之物天命主角莫奇空气运值损失6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6000。这么多！苏九哥微微一怔，似乎没有想到一个不到至尊境级别的宝物所损失天命主角莫奇空的气运值竟然比失去一件地兵还要大。替死草人作为莫奇雅的保命之物，将会在万奇雅帝扛不住寒气之时发挥巨大的作用，助他度过一次寒意。而现在没有了替死草人的莫奇雅根本无法抗住下次寒意的入体，而作为主角的万四空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所付出的代价那将是巨大的。但凡天命主角中有所牵挂的妹妹，未来注定会被妹所坑。苏九哥看着手中的替死草人，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莫奇空赶忙上前深吸一口气，说道：“徐兄，算了，这件东西对我妹妹来说非常重要。我妹妹患有一种十分罕见的疾病，若是没有此物，九死一生。还请将这件宝物交换给我。”在关乎于自己妹妹的安危面前，莫奇空是绝对不容许有一点闪失。苏九哥闻言点点头，十分干脆利落的还了回去，淡淡的说道：“我能够理解莫奇兄的难处，没事。”不行！万思雅在旁坚定无比的决绝，他直接一把夺过那替死草人，将其重新塞入了苏九哥的怀中。莫奇空脸色微变，小雅，你……莫奇雅认真无比的盯着他说道：“哥哥，既然这替死草人你已经给我了，那它就是我的东西了，我想怎么处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莫奇空呼吸一滞，顿时勃然大怒，虎目闪烁着摄人光芒的盯着他怒道：“莫奇雅，你可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就算是没有徐兄的出手，我也一样能够进入神斗前8。”莫奇空眸光刺人，似有着滔天的怒火在其中跳动。自从母亲死后，将妹妹托付并且嘱咐自己，他对妹妹莫奇雅一直以来都是义兄义父一样的存在。莫奇雅直直的盯着他，眼神没有丝毫的退让。“哥哥！”万奇空怒喝道，“别叫我哥哥，娘亲的话我看你是丝毫没有听进去。替死草人是你给我拼了命替你从别人手中抢来的，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这么做。”这是他第一次对妹妹发这么大的火。莫奇空气的不是莫奇雅的叛逆，而是他一点也不将自己的安危给放在眼里。莫奇雅闻言一怔，随后眼眸中浮现出一层水雾，娇躯止不住的颤抖，强忍着眼泪大声道：“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说完，万奇雅便直接掠过苏九哥的身边，带着抽泣声朝外跑出去。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哥哥，可哥哥又不理解自己，这种感觉让他委屈无比。你要是将那替死草人要回来，从今往后无论是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再要你的了。你也不再是我哥哥。屋外，莫奇雅的大喊声传来。叮！天命女主莫奇雅与天命主角莫奇空心生隔阂，天命主角莫奇空气运值损失5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系统的声音又一次响起。苏九哥满是玩味的看着这兄妹吵架的一幕，没想到这样也能够收获反派值。哪怕是自己这个外人都能看出，这兄妹十分的在乎对方，可偏偏是这种在乎相互矛盾，才引起了这一件事，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看着妹妹哭泣着离去的背影，莫奇空突然间怅然若失，心底涌出一股十分难受的感觉，开始后悔道：自己刚刚是不是对小雅太凶了？小雅想要帮助自己，这点莫奇空也明白，可他绝不希望这是建立在妹妹可能会受难的情况下。苏九哥拿出腰间的替死草人，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故作惆怅道：这东西莫奇兄你自己还是收好吧，那位姑娘可能也是一时气话，莫奇兄还是不要往心里去的为好。莫奇空看着苏九哥递过来的那个草人，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中突然又回想起妹妹走时所说的话，像是想通了什么，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摇头道：哎，也罢，我那妹妹好不容易自己做主一次，作为哥哥的我又怎么能够不顺从，反倒是还伤了他的心呢？徐兄弟，这宝物你还是收下吧。莫奇空叹了口气说道。苏九哥，不太好吧？莫奇空，无妨，若是徐兄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夺得神斗之中的前8，到那时我必然还有更为丰厚的谢礼献上。苏九哥把玩着手中的替死草人，眸光有些戏谑，但笑道：那就不用了，有此一物已经完全足够了。在得到了好处之后，苏九哥自然也是愿意给他莫奇空一个面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商谈道：我听说晴儿说这神族神迹可是不允许外人干涉的，我虽然有把握能够帮助莫奇兄你，但若是你族长老不允许，恐怕也是无能为力啊。见苏九哥答应，万奇空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虽然十分痛惜妹妹失去了替死草人这个保命之宝，但好在结果是好的。莫奇空眼眸闪烁，迸发出金芒。神迹过后便是赐福，到那时自己宁可选择不要赐福的机会，也要恳请族中长老将此次机会转嫁给妹妹。三神赐福能够大大改善一个人的天资和体质，甚至血脉也可以。妹妹会发生这个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母亲乃是天狐一族之人，只要将天狐族的血脉净化，妹妹体质的隐患也将去除。莫奇兄，莫奇兄！耳旁传来苏九哥的声音，莫奇空这才反应过来，恍然道：啊，徐兄弟，这件事你大可放心，此次神斗一事，待回族后我自然会与长老们商议，只是中途可能要委屈徐兄弟你一番了。毕竟神族神迹可是不允许外人参加，但若是追随者也不是不行。苏九哥闻言笑着摆手道：既然可以，那这一点小委屈又算得上什么？哈哈，无妨无妨。莫奇空勉强的笑了，他心里始终还惦记着那替死草人。
看着心情愉悦的苏九哥，莫其空心中突然涌现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在此次神斗过后，自己想个办法将那替死草人重新要回来。此人虽是诸天万界大势力天骄，但在这太古仙域之中，唯有他们神族说了算了。到那时自己大可以用一些宝物换取，实在不行的话，莫其空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意。不过这缕杀意很快就一闪而逝，但却被苏九哥给清楚地察觉到了。苏九哥眯着眼，心中暗暗想到：这天命主角想杀我，看来这替死草人对他来说是真的很重要。苏九哥根本就没太在意，以自己如今的实力，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天命主角已经很少了。再加上有着尹老的跟随和父亲所留下的手段，在这太古仙域中，哪怕是13神族至尊准帝齐出，也根本奈何不得自己。毕竟在这没有大地的时代，一尊活着的帝，其重量不言而喻，是笼罩在每个人心里那无法跨越的大山。苏九哥淡笑道：那就都听莫七兄的。莫七空闻言爽朗的大笑一声，上前拍了拍苏九哥的肩膀，大声道：我与徐兄弟一见如故，有徐兄你的帮助，此次神斗我等必然大放异彩，恐怕在我这太古仙域中也将传遍徐兄你的威名了啊哈哈！莫七空吹捧道。苏九哥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莫七兄如此信任我，那我若是让莫七兄失望了，那可是受之有愧啊。莫七空，哎，徐兄弟这是哪里话？以你的实力，在我太古仙域当中都是最为顶尖的那一匹，开什么玩笑？这位徐兄弟可是自己亲手试过的，其势力之强，连自己都为之动容。有了苏九哥的协助，对于此次神迹神斗一事，只要不出意外，莫七空可谓是有了至少90%的把握。徐兄，神斗一事非同小可，若是徐兄这几日的无事的话，不妨去我居住之地坐一坐，我也好将神斗之上所要面对的对手告知徐兄你。莫七空说道。既然要选择将莫七哲替换掉，必然会遭到莫七哲与长老们的强烈反对。一来要是带上徐兄的话，以徐兄的实力，莫七哲肯定不是对手，自己也好有个理由将其换下来。二来则是莫七空有些担心对方拿了自己的好处以后就这么跑了，到时候自己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去。莫七空，神迹举行的地点是在东陵神族的领地之内，徐兄你出来太古仙域，人生地不熟的，由我带路也方便一些。苏九哥点点头，也没有拒绝，而是说道：如此也好，那就烦请莫七兄带路了。莫七空眼眸一亮，说道：那是自然，不着急，徐兄，我们先将这美酒给饮用后再去也不迟。说话间，莫七空亲自为苏九哥酌酒，笑着说道：来，徐兄，请，祝我们马到功成。东陵神族族地之内，门外的座驾前，莫七神族与青天神族的长老们正和颜悦说地说着什么。东陵老祖前辈，还请不要多送了，到这里就可以了。一位青天神族的长老笑呵呵拱手道。一旁的莫七神族几位长老们也是说道：是啊，想不到竟然能够得见几位老祖们亲自接见，我等当真是荣幸至极啊。苍玄老祖容貌不减当年，真可谓是越活越年轻了。前辈，我族老祖可是想念您的很，若是有空，可以来我莫七神族坐一坐。还有我青天神族，在场的2族长老们皆是有些受宠若惊，他们没有想到昨日接见他们的竟然会是东陵神族一祖东陵苍玄，这可是老祖级别的人物，和自家老祖平起平坐，平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存在。东陵苍玄身旁还跟随着几位东陵家老祖。东陵苍玄笑着说道：哈哈，诸位真是客气了，此次神迹仪式举办在我东陵神族的领地之内，我等自然是要亲力亲为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多留了，诸位5日后神迹天宫山见。好，众人齐齐说道。苍玄老祖，我等就先告辞了一步了。青天与莫七神族的长老们在短暂的停留了片刻钟后，皆是纷纷踏上了兽车，离开了此地。见2族之人走后，东陵苍玄目光悠悠，笑脸也平静了下来，淡淡说道：神迹啊，神迹之事绝不容许有所闪失。老三呢？东陵苍玄望了望四周，不见3族的身影，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地说道：这个家伙刚刚才过来一会，便又急匆匆地跑回去，还有何事比神迹更为重要？东陵苍玄刚想发怒，却听一旁的老妪说道：大哥，老三他说是牢狱那边有点事，所以才提前回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东陵苍玄冷哼一声，说道：人都走来，叫他不用来了。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道大喊声：大哥，老三，是老三来了。听到这个声音，东陵苍玄回过头去，一老者匆匆而来，正是3族。3族看了看四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人，赶忙问道：大哥，二姐，青天神族和莫七神族他们人呢？东陵苍玄眸光平静，有些不悦地说道：老三，人都已经刚刚走了，你怎么这时候才来？都去干什么去了？什么？人都走了？3族神情有些激动地说道：可不能让他们走啊。东陵苍玄皱了皱眉头，看着他说道：不让走？老三，你这是何意？一旁的老妪也是疑惑道：老三，你到底知道了什么？速速说来。3族眼眸有些阴沉，深吸一口气说道：前几日我们抓回来的那些逃跑的奴隶，为首组织的那个少年全都招了，那名为教的少年已经招供出他们背后主使之人，毁灭我族采石渊，更是击杀了我东陵家之人的，正是莫七神族。莫七神族？你说什么？东陵苍玄瞳孔迸发出一股摄人的光芒，紧盯着他大声道。不仅是他，周围的东陵神族其他老祖们也凑了过来。莫七神族？这怎么可能啊？他们不是昨日才来的吗？老妪，老三，你说的可是真的？这件事可不能乱说。3族点点头，认真无比的说道：千真万确。那少年说，那日来的几人口口声声说的他们正是莫七神族之人。东陵苍玄紧皱着眉头道：可是其他的奴隶不是说是一个金发青年和红发女子吗？若真要这么说，
红发也只能够怀疑到南宫家。三祖大哥，你觉得既然对方是有备而来，那怎么可能这么大摇大摆的暴露自己的身份？谁人不知太古仙域中红发的唯有南宫神族？那南宫神族来了吗？东陵苍玄沉默了一会后道：此事有蹊跷，莫奇神族与我东陵家又没有什么恩怨，完全没必要这么做，而且对他们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处。三祖一副气愤的模样，摇了摇头说道：大哥，不是我说你，你现在是糊涂呀？过几日就是神祭了，对方既然不是为了采石渊的灵石而来，那定然是为了阻碍我等神祭顺利举办。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莫奇神族要这么做，但大哥你好好想想，东西两境离我们最为接近地区的神族都没来，为何偏偏距离最远的北域率先抵达？他们一定是早就到了，去了采石渊后才来的。有老祖闻言一怔，点点头道：是啊，老三所说并非毫无道理啊。东陵苍玄脸色有些古怪地盯着他，悠悠说道：老三，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他们知道北域离我们最远，所以很早便出发了？三祖一愣，突然间觉得大哥说的好像是这么的道理。其实也无怪乎他这么想，毕竟他东陵神族的采石渊除了人死了，奴隶跑了，最为重要的仙品灵石是一个也没差。如果说对方是因为奴隶而来，那根本就不可能不带着这群奴隶走的呀。总不能说对方是因为看他东陵神族之人不顺眼解决的吧？整个太古仙域内能够有能力悄无声息解决一个至尊与圣境外加一众神族精锐护卫还不被发现的，也唯有同样是神族之人才可以做到。东陵苍玄见三祖欲言又止的模样，摇了摇头说道：行了，这件事暂且不提，神境那边的事都处理好了吗？三祖，好是好了，可那莫奇神族大哥，我们就真的不管了吗？东陵苍玄眸光冰冷，缓缓说道：放心吧，这件事一定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的。那少年你再好好拷问拷问，若真是他莫奇神族做的，那可就不怪我东陵家了。说话间，准地级别的威压释放而出，周围的空气一时间都变得森冷了不少。天域城一处幽静安宁的府邸内，莫奇空正与苏九哥有说有笑的闲聊着什么。莫奇空指着一幅画像，笑着说道：徐兄弟，此人便是这次神祭举半族东陵家的天子东陵霄。东陵神族这些年来一直位居于神斗的第10名开外，与我莫奇神族差不多。他们这一届出场之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便是这位东陵天子与天女二人组合。我等只需要小心他东陵神族的千变神力即可。千变神力虽然极为适合人海战术，但也并非是无敌的。你配合掩护我自然有办法找出他们的真身。苏九哥点点头，小饮一口茶水后说道：莫奇兄，我懂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东陵神族不足为惧。南宫晴在旁轻抿着嘴，掩面笑道：公子还是公子，这些人对公子来说的确如此。他清楚地知道苏九哥的实力，作为苏家弟子，无论是在法宝与功法上皆是顶尖的存在，更何况以弟子那恐怖无比的天赋，哪怕是在太古仙域13神族当中都是极为罕见，万中无一。除了东境那些妖孽们，其他3境绝对无一人是弟子对手。莫奇空一愣，随后豪爽无比的哈哈大笑道：哈哈，徐兄，你说的对，以我们的实力，这东陵神族的确是不需要太过放在心上。我们所要在意的是东境几族，东境4族几乎每届神祭上的排名都是名列前茅，若是早早遇到，那就大可不妙了。莫奇空一脸郑重地说道。显然对于东境4大神族的天骄妖孽们，他还是十分忌惮的。莫奇空，那些可都是神族真正的天骄妖孽啊！一想到那东境神族天子天女那恐怖无比的实力，莫奇空便不由得浑身发寒。他曾经在苍皇界之中与不少东境神族的妖孽们交手过，深知那边天骄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神斗之中，要是早早相遇，在不动用空皇神体之力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太多的把握能够赢下战斗。苏九哥眸光平静，淡淡的说道：精锐，打的就是精锐。莫奇兄不必太过担心，有我在。自己此次前来太古仙域，一方面是因为莫奇空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诸天之中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自己在意的天骄了。竞技神族的绝世妖孽，苏九哥迫切的想要一战。见苏九哥这般淡然自若、把握十足的模样，莫奇空一时间也不由得放下了心，心中暗暗赞叹道：果然不愧是来自诸天大势力的天骄。莫奇空大笑一声，说道：哈哈，好，有了徐兄弟这番话，那在下便可以放1万个心了。比起莫奇哲那个只顾及陷害自己，将自己拉下神子之位的草包弟弟，眼前这个徐兄弟显然是更为值得相信之人。莫奇空看向一旁的南宫晴，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两人关系的不一般，话锋一转，有些疑惑的说道：不知徐兄，你究竟是来自诸天的哪个势力？为何这南宫神族的族女会称呼徐兄为公子？他知道苏九哥来历不一般，但连神族族女都要这么称呼的，他还真想不出苏九哥究竟来自何方势力。莫非是某个大能之子？莫奇空暗暗想到。此言一出，南宫晴看了眼苏九哥，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见苏九哥正小酌着茶水，没有什么反应，南宫晴便笑盈盈的说道：公子的身份可不一般，我只能告诉你，公子是弟。话还没有说完，府邸外便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莫奇空那个家伙呢？还没回来吗？哥哥和朋友在屋内。朋友？哼，我早就说了，身为无莫奇神族的天子，不要天天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前来，这成何体统？那声音明显有些不悦。小雅。莫奇空一顿，皱了皱眉头。苏九哥放下了手中茶杯，淡淡的说道：莫奇兄，好像是来人了，你要不要出去看看？他知晓氏族中弟子与长老们回来了，想不到竟然会这么快。莫奇空眼眸闪烁，正好将神斗换人一事说一说。想到这，莫奇空起身有些歉意的说道：好，那就劳烦徐兄在此处等候一下了。
可能是我族长老妖从东陵神族回来了，我出去看看。不用看了，老夫几个自己过来了。屋门被重重的推开，只见4、5位墨岐神族长老带领着20、30个神族小辈前来，莫奇哲也赫然在其中，一脸桀骜的模样。不能进去，哥哥在和朋友。身后传来了莫奇雅的惊呼声。莫奇哲有些不悦的挥袖训斥道：“这里也是你能说话的地方，下去。”小雅，莫奇空见身后那少女，说道。可莫奇雅在听见他的声音后，低下了头，没有再说话，反倒是跑了出去。显然对于之前那一事还有些耿耿于怀。莫奇空眼眸闪过一丝内疚。长老们在推开房门后，十分自然地进入到了屋内。大长老莫奇欧在看见苏九哥时，眼中脸色明显的变得十分的不喜，朝着莫奇空沉声道：“好啊，莫奇空，你这家伙不随我们一同去拜访此地的东道主东陵神族，反倒是在这里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相会，莫非是真以为当了个天子可以为所欲为了？”说他们是何人？莫奇空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满对方的语气。自己好歹也是一族天子，在外人面前，这些长老妖竟如此不给自己面子，这让他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眼皮轻跳，低声道：“我好歹是天子，难道就不能带朋友来了？”朋友，呵呵。莫奇哲神情有些倨傲地看了他一眼，轻蔑道：“也要看和什么人是朋友了。你莫奇空结交什么朋友我们管不着，可不能顶着我莫奇神族的名头到外面去丢人现眼。”他可不认为莫奇空所结交的会是什么神族天骄。大长老莫奇欧点头道：“小哲说的没错，我等去那东陵神族拜访。你身为我族天子，没去本就失了礼数，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大事呢，想不到会是如此。老祖是真不该将那天子之位交托于你。”莫奇空脸色变了变，徐兄还在这里被这么无情的羞辱，让他一时间有些下不来台。苏九哥静静地注视着一切，能够清楚地感受道场中间的火药味。看来这天命主角在莫奇神族中不太好过呀。这时，一旁的南宫晴有些不悦地上前了，对峙着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说道：“诸位长老们，此言可是太过了。莫非我南宫神族也是什么阿猫阿狗？”虽然他修为不高，但身上的气场却丝毫不弱，就这么直视着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与弟子们。南宫家乃是西境神族，上一届神斗排名第6，若是真论底蕴与实力，在这太古仙域中与东境4族可谓是不相上下，否则也不可能在去诸天寻找仙古遗迹的路上派遣准帝与至尊级别的人物了，其地位自然也高出莫奇神族。所以依仗着自己族女身份以及那一头最能够显示出背后势力的鲜艳红发，南宫晴完全不惧众人，美眸有些冷意道：“这位阁下，我劝你最好收起你刚刚的话，他不是为了帮莫奇空出头，仅仅只是因为对方对弟子大人不敬。”莫奇哲一怔，皱了皱眉头，喃喃道：“红发真是南宫神族的人？”南宫神族？在场的几位莫奇神族长老闻言后脸色一变，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他们紧盯着南宫晴的面容，像是想到了什么。大长老莫奇欧有些讶然道：“你是南宫家的那个族女？”对于南宫晴，他可是有些印象，乃是南宫神族族长南宫芳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当初南宫神族举行神祭之时，南宫晴不过是一个黄毛小丫头，他还曾经见过。什么？南宫神族族长的女儿？莫奇哲瞳孔一凝，有些诧异地看向南宫晴，顿时感觉自己先前似乎有些说错话了。莫奇欧，原来是族女阁下，是我等一时间有眼无珠，失敬失敬。若是一般的神族小辈，他也不会如此。但眼前之人，据说那南宫神族族长南宫芳在其成年之时赠送了一件防御型地具，可想而知对其的宠爱，地级的宝物，那可是不少神族天子天女都不曾拥有的。他们一时间有些慌了。莫奇欧，南宫神族是何时到的？南宫晴面无表情，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是冷冷道：“在太古仙域这么久，我今日才知道，原来我南宫神族在贵族眼中是阿猫阿狗的存在。看来回去之后，我得好好跟父亲说说了。”莫奇神族的一众长老们闻言顿时慌了，碍于自己的面子，有些骑虎难下。莫奇空有些失神，他知晓南宫晴的身份，但没想到竟然连长老们都不得不给他面子。不是，她不过是一个族长之女啊，连天女都不是，为何会有这么大的能量？这是莫奇空想不通的地方。莫奇欧眼眸闪烁，沉吟了片刻后，朝着莫奇哲训斥道：“莫奇哲，还不快给这位族女阁下道歉！族女阁下，是我族后辈一时间疏忽了，口无遮拦。他并非是怕南宫晴，而是怕他身后背景。他可是曾经听说南宫神族族长南宫芳曾经与东境那边的神族有过交集，带回来了一个女儿。以南宫晴这般强势的姿态，再加上南宫芳对其的宠爱，很难让人不怀疑眼前这个女子后面是不是还站着一个东境神族。”莫奇哲脸色变了变，在这么多人面前，大长老竟然要自己跟对方道歉。对方不过是斩元境修为，就算是族长之女，恐怕也不出众吧。莫奇家也不在南宫家之下，这么做不是打自己脸吗？见他有所犹豫，莫奇欧皱了皱眉头，呵斥道：“莫奇哲，还不快点！”莫奇哲这才有些不情愿的上前，刚想开口，便听南宫晴说道：“别跟我，跟他。”南宫晴指了指苏九哥。莫奇哲一愣，随着看向了苏九哥，脸上透露出愤怒之色，冷声道：“你可不要太过分了！我看你是南宫神族之人，这彩礼让你一分，他又算个什么玩意？”苏九哥现在不过是黑发而已，虽然长相气质不凡，但明显是个人族或者妖族之人，明显是他所包养的小白脸，这般身份也想让自己去道歉。南宫晴语气更为冰冷了，哪怕在这里的全是莫奇神族的人，他也有恃无恐，浑然无惧道：“你再说一遍试试。”莫奇哲也怒了，不甘示弱道：“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南宫晴美眸布满寒霜，玉手上的储物戒一闪，直接亮出了一枚令牌。就凭这个够不够？
这枚玉令上赫然雕刻着一个繁杂无比的神族符文。莫奇神族长老们见状，顿时大惊失色，心中10000个震撼。那是东晋4族之一古元神族的令牌。莫奇哲也同样是愣住了，他自然知道这是何物，脸色煞变，不可置信道：“古元神族？你不是南宫神族的人吗？为何会有这个令牌？”东晋4族像是一座大山一般笼罩着整个太古仙域。曾经竞技神族一共有19族，现如今只剩下了13族，那便是因为其余的6族，其中一大半皆是被东晋4族给抹除掠夺，可想而知东晋4族的强大。南宫晴的身份，哪怕是在南宫神族之中，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当日南宫方派准帝境的封老护送，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女儿。莫奇欧一下就慌了，赶忙拱手道：“族女殿下，是我等失礼了。”莫奇哲，族女殿下叫你干什么，你就做。他甚至连称呼都变了，眼前这个南宫家族女，竟然还与东晋神族古元家有所关联，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哪怕是坐在那的那个男子是对方所包养的小白脸，也不能够服了这位姑娘的心意。莫奇空直接都看傻了，瞪大着眼睛看着南宫晴。南宫晴冷笑着看了他们一眼，傲然道：“现在知道怕了。”苏九哥在旁看得微微有些诧异，见南宫晴一脸不屑高傲的模样，眼眸有些玩味，看来这丫头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瞒着自己啊。莫奇欧怒道：“莫奇哲，还不快去！”在看到长老那个眼神后，饶是莫奇哲也不由得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来到苏九哥身前，十分不甘的紧捏着拳头，沉声道：“对不起。”这几乎是他咬牙切齿说出来的了。苏九哥眉头一挑，想不到本弟子也有一天能够见女人的事。苏九哥有些戏谑的故意装傻道：“啊，你说什么？大点声，我没听见。”莫奇哲呼吸一滞，眼中更加痛恨，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南宫晴，他的话你都没听见吗？莫奇哲一怔，随后猛地抬起头，眼睛布满血，毫不掩饰那浓郁的杀意，大声道：“对不起。”好，很有精神。苏九哥赞叹一笑，笑盈盈地看着他说道：“不错，这次倒是听见了。”一旁的莫奇空见此一幕，人都懵了，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平日里在自己面前高傲不可一世的莫奇哲，竟然会低头认错。莫奇空看向苏九哥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了，连这位长老们都惧怕其背后身份的南宫姑娘都要称呼为公子的徐兄，究竟是什么来头？坏了，今天自己怕是遇到贵人了。莫奇空神色有些激动的想到，果然能够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徐兄，也必然是来自于诸天之中最为顶尖的大势力传人。他窃喜无比，殊不知上一个这么响的坟头草都已经有几米高了。万奇哲浑身颤抖，牙齿都快咬碎了，想自己虽然不是太神族天子，但好歹是莫奇神族族长最为宠爱的儿子之一，今天竟然会对一个平日里自己看都不屑、看一眼神族之外的人道歉。一想到这，莫奇哲脸色变得涨红无比，逐渐都转变成了紫色。哲哥，身后的一众莫奇家天骄们义愤填膺，纷纷为莫奇哲受辱感到不服气。凭什么要给他道歉？他是个什么人？就是啊，哲哥你可是族长之子。平日里莫奇哲在莫奇神族威望可不低，而且十分会收买人心，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肯定，在莫奇空下台后登上神子之位的会是他。都给我闭嘴！见一众小辈们有所躁动，大长老万奇欧直接施以威压，大喝一声：“我看你们也都是皮痒了是吧？”他一开口，一众神族小辈们直接安静了下来。莫奇欧有些歉意地朝着南宫晴拱手道：“族女殿下，实在是抱歉，这些后辈们不懂事，还请您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明明在场之中随便拎出来一个莫奇神族之人，修为都比南宫晴要高上不少，可偏偏莫奇欧却要这么说，还一脸谦卑的模样，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这不禁让不少人心生不满，觉得自家大长老实在是太过懦弱了一些。可他们所不知道是，在这太古仙域内，明面上是竞技神族说了算，可只要是在神族中地位达到了一定程度，都十分清楚，比起其他3境的9族，东晋4大神族才是真正的话事人。古元神族、圣阳神族、玉歌神族、天元神族，东晋4族无论是哪一族的底蕴与实力，都绝非他们万奇神族能够比拟的。同样的，莫奇欧与一众长老们心中也是惊骇无比，西晋南宫家是什么时候与古元神族有所交集了？南宫晴那绝美的容颜依旧是一脸冰冷，丝毫不给情面的说道：“哼，还算你们识相。”他不动声色地将那枚古元神族的令牌给收起，缓缓来到了苏九哥的身旁，展颜露出一抹微笑，那表情仿佛在说：“怎么样，公子，我表现的还不错吧？”与先前那犹如万年寒冰的一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苏九哥淡笑一声，抬手摸了摸他那一头鲜艳如火的红发，就像是在抚摸一只小猫咪一样。这可把周围一众莫奇神族之人给看呆了，一个个瞪大了瞳孔，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嘴巴都装的下一个鸡蛋。万奇欧也发现了苏九哥的不凡之处，上前友善道：“这位公子，不知是……”南宫晴本来还在享受着奖励，被人打扰，十分不悦的冷声道：“他的身份不是你们应该打听的。”莫奇欧一愣，有些挂不住老脸，心中不免的有些怒火。好个刁蛮无理的后辈！不过一想到南宫晴背后的身份，他也不好发作，只好隐藏了起来，打着哈哈说道：“倒是老夫疏忽了，族女殿下见谅，见谅。”接下来的场面一时间有些微妙，一众莫奇神族的天骄们充满着敌意的看着苏九哥，可苏九哥却不紧不慢的饮用着茶水，看起来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莫奇欧等长老们也是站在原地，十分尴尬。苏九哥缓缓放下了手中茶杯，宛若是这个家的主人一般，淡笑着说道：“长老们请坐，都站在做什么？莫奇兄还有一些事要说呢。”莫奇欧等人这才反应过来，闻言皱了皱眉头，有些不解的看向一旁的莫奇空。哦，他会有什么事？但看眼下这个情况，一向不受他们的待见的莫奇空似乎与这位来历神秘的青年和南宫族女关系不浅。莫奇欧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找了个位置坐下，淡淡的说道：“说吧，
你有什么事要告知老夫？莫其空有些感激的看了苏九哥一眼，他知道这是徐兄在帮自己呢。而一旁的万四哲却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心中不断咆哮道：凭什么？凭什么这个血脉不纯的杂种会认识这般人物？他不是都已经被长老们时刻监视着，根本没有什么几乎与其他神族之人交集的吗？为何会认识南宫神族的族女？莫其空朝着苏九哥拱了拱手，随后转身看向一众像是在审判自己一般的族中长老们，不卑不亢地说道：是这样的，长老们，每次神祭之上，本族天子都需要前往参加神斗，而天子的协助者一般都为天女，马上就是神祭了。我想问问，此次神斗与我并肩作战之人是谁？此言一出，万骑神族的一众小辈们脸上皆是露出了不约而同嘲讽般的笑容。莫奇哲更是挑衅似的看向了万司空，这个蠢材，此次和你合作之人正是我啊！其实，在万骑空心里早就已经有数了，只不过是默认装傻而已。莫奇欧允了允茶盖，低垂着眼眸，听着莫奇空的话，他头都没有抬一下，淡淡的说道：哦，原来你是问这件事啊！这件事，族长大人其实已经定下了。我族好些年没有人能够继承天女之位了，所以此次神斗只能够另寻他人。莫奇哲便是这次和你一起参加的同伴。提及此处，莫奇哲变得更为得意了，一脸不善笑眯眯的说道：我的好哥哥，这次你我兄弟二人一同参加，一定要为我莫奇神族争光添彩啊！哪怕是早有所料，但在得到大长老真正的确认后，莫奇空心中还是不由自主的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握紧了双拳，心中愤然道：这群为老不尊的家伙，让莫奇哲与自己参加神斗，可想而知，对方不仅不会出力，甚至会恶心自己。到那时神斗失败，影响的可是整个莫奇神族10几年的发展。其实这件事，身为长老们的万奇欧等人又如何不知道？只是莫奇空的天子之位乃是老祖钦定，族长大人也不好拂了老祖的脸面将其卸位，只好使出这般下策。只要万奇空此次神斗失利，那便有理由名正言顺的让他将天子之位交出来给万奇哲。相比之下，不过是莫奇神族10年的资源调配会稀少一些，但作为底蕴雄厚的神族世家，也绝不至于伤筋动骨。莫奇空强压着心中的怒火，眼皮直跳的说道：莫奇哲的实力是不是还差上了一点？我记得我莫奇神族之中还有不少实力比莫奇哲高的天骄吧？万奇欧瞥了他一眼，丝毫没有注意到万奇空眼中的怒火，有些嘲笑的说道：啊，那你不妨问问，除了莫奇哲，还有谁愿意与你一同参加神斗？这件事可是你父亲族长大人他亲自定下的。莫奇哲在旁得意的更欢了，笑嘻嘻的嘲讽道：行了，莫奇空，有我还不好吗？你放心，在神斗之上，我会好好协助你的。当说到协助二字时，他的声音特地加大了几分，像是生怕莫奇空听不到一样。莫奇空低着头，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声音有些低沉的说道：难道莫奇家是真当连这次神斗都打算放弃了吗？不惜做到如此，也要让我莫奇空退位？看来你们是真的很不想我当上这天子之位啊！万奇欧一听，紧皱着眉头说道：你说什么？哼，没什么。万奇空抬起头，一脸坚决地盯着莫奇欧，这般眼神让莫奇欧十分不爽。莫奇空，你究竟是想说什么？直接说就是了，没必要与老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莫奇空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说了。大长老，此次神斗，我将万奇哲给替换下，换一个人与我一同参加。你说什么？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一众莫奇神族长老与小辈们纷纷不可思议地看向了万司空。莫奇哲脸色更是当场就变了，怒声道：莫奇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莫奇欧老目微眯，紧盯着莫奇空，声音有些阴沉道：你想换人？这件事可不是老夫所能够做主的。万奇空，神斗之战的规则便是，除了一位神族天子或是天女以外，亦可派遣他人，甚至非本族之人参加。就比如他北冥神族，好几届都是由天子与其追随者参战。我想这件事，长老们应该不会不知道吧？莫奇欧眼神变得有些冰冷，沉声道：莫奇空，你可要知道，让你弟弟莫奇哲参加这件事，可是族长钦定。你莫不是想要忤逆自己的亲生父亲？莫奇空闻言冷笑，索性也懒得装了，直接指着万奇哲说道：神斗之战，就凭他一个刚入神王境不久之人。要知道，哪怕是排名最后的赤霄神族，也是派遣2个神王境巅峰之人参战，让万奇哲与我一起，那跟带一个累赘有什么区别？莫奇空毫不留情面地质问道：我看长老们是根本不想赢得这次神斗，怕是早早就做好了排名末尾的准备了吧？莫奇哲脸色一变，愤怒至极的大声道：莫奇空，你说什么？你给我闭嘴！莫奇空猛地转过头，怒视了他一眼，从其身上顿时释放出一股磅礴的气息，如同排上倒海一般呼啸而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窒息感传来，像是勒住了自己的喉咙。莫奇哲顿时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而在场长老们无不感到诧异，因为从莫奇空身上传来的气息不是神王境，而是入圣境，他竟然突破了。莫奇欧眼眸闪烁，不得不承认，哪怕是自己并不待见莫奇空，但对方的实力总会一次次的给自己等人惊喜。他的口气也是变得舒缓了下来，沉声道：入圣境了。莫奇空不屑地扫视了一眼这废物弟弟，说道：没有了父亲，你什么也不是。长老们想必应该知道，有我莫奇空在的这一届，是我莫奇神族最有希望进入神斗前8的一次，甚至达到更高的排名也并非不可。但是让万奇空跟着我去，不说会不会一开始便吓得腿软，指不定还会从中作梗。我万奇空哪怕是血脉不纯，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身份，而且还是天子，难道连这一点的权利都没有吗？还是说长老们心甘情愿的让莫奇神族排在最后？言语犀利如剑，字字诛心，好个伶牙俐齿的东西！你与本长老们就是这般态度说话的吗？说到底，你还是血脉不纯！一众长老们不悦的讽刺道。
沉默许久的莫奇欧这次抬手了，他看向了莫奇空，见他一脸坚定的样子，心中也不由暗暗的思考了起来。莫奇空所言没错，虽然此子血脉不纯，但好歹也是他莫奇神族之人。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是给他配上一个修为相差不多的队友，是十分有希望带领着莫奇神族进入神斗前8的。这般机会可遇不可求，虽然有些异动，但莫奇欧同样担心的是，神斗过后，莫奇空在老祖心里的地位会更加的不可撼动。看了眼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莫奇哲，莫奇欧皱了皱眉头，缓缓地说道：“莫奇空，你是想要将莫奇哲给替换掉？”万奇空，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莫奇欧眼眸闪烁，与一众长老们讨论了起来。不少人的意思都是选择放弃，但也有极个别长老在见到万奇空如今入圣境的修为后有所改观，说道：“此子天赋过人，想不到如今更是突破了入圣境。此次神斗若是认真，可能真会刷新我莫奇神族历史以来的记录。”是啊，现在太古仙域内资源枯竭，进入前8的话，资源可比现在多多了。诸位想来也能够分得到不少。有长老一顿分析后说道。当关乎自身利益之时，先前那些双手双脚不赞成换人的长老们犹豫了。莫奇哲因为是族长特地吩咐的，所以他们才比较照顾。但莫奇空要是进入了神斗前8，到最后分配好处时，受益的可是自己等人啊，这样不妥吧？怕是此战之后，莫奇空的天子之位就雷打不动了。难道诸位都忘记了此子当初暴起杀人的一幕了吗？说话之人是一位曾经孙子被莫奇空当众击杀的长老，他依旧是怀恨在心。一众长老们念及此处，也是目光微变，沉默不语了起来。苏九哥就旁静静的听着，见众人沉默，转头朝着一旁的南宫晴轻笑道：“晴儿，去帮一下他。”南宫晴微微颔首，明悟弟子的意思。他看向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笑着说道：“诸位长老，神斗前8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分水岭，其中的奖励可比后面几名要高出不少。我记得莫奇神族一直以来都是在9、10名左右徘徊不定，此次机会如此之大，为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连这位南宫神族的族女都开口了，让一众长老们为难了起来。南宫晴轻抿一笑，重新回到了苏九哥的身边。莫奇空有些感激的看了对方一眼，他知道这位族女愿意替自己说话，都是因为徐兄的原因。莫奇空之前所言没错，这次神斗之战，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放弃。可人死不能复生，我莫奇神族历年来都是神斗末尾几名，此次机会难道连这也要放弃吗？有长老说道。神斗前8方才能够得到先祖赐福，不仅能够让我莫奇神族多上几个采石院的所有权，甚至还有一整条太古玄金矿脉的奖励。莫奇空好歹也是我莫奇神族之人，这次神斗他就算是不为了莫奇家，为了自己，也定然是会全力以赴的。到那时，不仅仅是族中小辈，我等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莫奇空未来成就不低，若此次神斗真能争气，我宁愿让他当天子。不得不说，他的话让大家都心动了。哼，死的又不是你孙子，你自然是没有关系了。除了那些与万奇空有着解不开的仇怨的长老们，其余的长老都是眼眸闪烁，深深的思考了起来。让莫奇哲去，跟拱手将名额让给他人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依我看，不如投票决定，如何？先前那出言长老试探性的说道。这个想法不错，我赞成，我也没问题。万奇欧看了看都快要争吵起来的众人，皱了皱眉头，抬手道：“好了，都先停一些，那就投票决定。”他们商议了一会，没过多久，结果便出来了。在场一共7位长老，举手赞同的有4位，反对的有3位，结果已经十分明显了。我不同意。这时候，其中一位长老不悦道：“大长老，你也有一票，决定权在你这里。你说，究竟让不让万奇空这家伙交换？”所有人都看向了大长老莫奇欧。莫奇欧沉吟了一会，转头看向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万奇空，淡淡道：“你说的意思是，若是将莫奇哲给替换下，此次神斗你有把握进入前8？这可是真的？”莫奇空自负道：“是自然。作为天命主角，他对自己的实力可是从未有过质疑，甚至只要能够使用空皇神体的力量，哪怕是面对东境4族的妖孽们，自己也有一战之力。”莫奇欧眼眸微眯，点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什么？在场的莫奇神族小辈们纷纷不可置信，莫奇哲更是大为所震，失声道：“大长老，你在说什么？这可是我父亲所做的决定。”万奇欧瞥了一眼他，说道：“小哲，以你的实力参加神斗，的确是弱了一些。若是莫奇空真有把握，那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你拿什么保证？”说到这，莫奇欧目光咄咄逼人，眼眸迸射出一道摄人的金芒。来了！莫奇空心中暗暗冷笑，他就知道大长老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同意这件事。若非是自己前些日子突破到了入圣境，实力打动了这群老家伙们，恐怕连说话的机会都不会给自己。万奇空沉声道：“如果此次神斗没进前8，我莫奇空就满足你们，甘愿卸下天子之位。”这份绝对的从容与自信，让在场的莫奇家小辈们有种恍若失神的感觉。眼前这个自信满满的人，真的是莫奇空吗？他们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注意莫奇空骨子里的自傲，能够在当初杀出天子之位的他，又其回是什么简单的货色？饶是莫奇欧也不由得微微一怔，好个狂妄的小子！神斗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战斗，出场之人皆是各方神族的精英，除了东境4族，没有人能够有绝对的把握知晓自己的排名。莫奇欧淡淡的说道：“你应该知道，此次神斗失利，你的天子之位绝对不保。”莫奇空皱了皱眉头，声音冷了下来，说道：“一大长老，您的意思仅仅是卸下天子之位还不够吗？”莫奇欧：“不够。”莫奇空深吸了一口气，眼眸闪过浓浓的屈辱之意，沉声道：“那如果失败了，我莫奇空原因退出莫奇神族呢？”哦。莫奇欧闻言，眼眸一亮，赞许道：“这倒是有点意思。既然是这样，那这次神斗，老夫便破例给你这次机会。要是你赢了，从今往后，我等也不再刁难你；输了，哪怕是第9名，
你也要卸下天子之位，带着你妹妹滚出我莫奇神族！”莫奇欧毋庸置疑的大声道。随着他的宣判，也代表着一众长老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允许万气空参加此次神斗。莫奇哲不悦了，他脸色焦急，满是不满的大声道：“长老，你们难道是要质疑家主的意思吗？我这位置，你们之前也是肯定同意了的。我等一众长老若是意见同意，有权利反驳家主的意思。而且这件事，我之后会通知族长大人的。”对于莫奇哲、莫奇欧的态度可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好生安抚道：“小哲，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莫奇神族要是进入了神斗前8，不仅仅是对你，更是对族中所有人都有所好处。如今莫奇空突破到了入圣，其实力完全有很大的希望，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还是能够看得清的。当然，若是莫奇空没有突破，还是神王境9重，那他们是断然不可能同意的。”莫奇哲紧握着双拳，眼神中满是不甘之色，阴沉着脸。他似乎已经看到万四空那个家伙得意的表情了。莫奇空，既然你要换人，那我问你，你究竟是想要谁来参加此次？莫非是这位族女殿下？她的修为不过是斩元境，可是连我都不如。此言一出，一众长老们也感到好奇。他们知道莫奇空在族中的地位，可没有谁愿意冒着得罪家主之子的风险与他一同参战。莫奇哲狞笑道：“难不成你还想要找个外族来帮你？我可不记得你认识什么人。”面对莫奇哲的逼迫质问，莫奇空面色平静，淡笑着说道：“怎么，知道我换人？哲弟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为族争光，这不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吗？哎，想哲弟你服用了父亲给的这么多天才地宝，若是修为再高尚一些，为兄我也很愿意与你一同并肩作战啊。”语气平淡，还顺带嘲讽了一番莫奇哲的实力低下。莫奇哲脸色一下就变了，怒视着他说道：“莫奇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莫奇空摆手说道：“字面意思而已。”好了，一旁的大长老万奇欧开口了：“莫奇空，神迹在即，你且说说，你选择的是何人？这样一来，我等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若真是没有的话，我那不成器的孙子倒是可以协助你。”万奇空拱手道：“这就不劳烦长老们费心了。我所选中之人正是这位徐兄。”说话间，莫奇空指向了一旁正静静品茶的苏九哥：“徐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乃不识妖孽。有了徐兄的协助，此次神斗前8必得，前5有望。”万奇空笃定地说道。苏九哥注意到了这一幕，淡笑着摆手道：“莫奇兄倒是过誉了。”众长老闻言都看了过去，脸色有些古怪。这不是那南宫族女所保养的小白脸吗？他……长老们紧盯着苏九哥，似乎想要看看此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竟然连莫奇空都如此推崇。要知道，万奇空虽然血脉不纯，但其实力在万奇神族年轻一辈之中可谓是冠绝无双，无人敌手，否则族长大人也不会如此忌惮了。莫奇欧释放出一缕神识，试图查看苏九哥的修为，可令人奇怪的是，在苏九哥身上就仿佛有着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迷雾，根本无法感受到丝毫的气息波动。你是说这个小白脸？这时，一道十分不和谐的声音响起。莫奇哲满脸不屑地嘲讽道：“这又是从哪个咕噜里出来的？莫奇空，你不会以为南宫族女的追随者就能够帮到你了吧？此人若真是高手，又何必隐藏自己的修为？”南宫晴闻言，俏脸变得冰寒无比，却被苏九哥抬手止住了，眼眸含笑的淡淡道：“让他说。莫奇空，我找何人？哲弟好像很关心的样子啊。反正我已经答应长老们，若是不进前8，谢位退族，接下来神斗选人就是我的事。哪怕是我找一些阿猫阿狗前来，我想也与你无关吧。”莫奇哲冷笑：“伶牙俐齿，我不与你争辩。神斗一事关乎我莫奇神族声誉，你找这外人前来，还不知其实力深浅，怕是这次我莫奇神族连第9名也没有。你莫奇空是死是活，跟我又有何关系？我关心的可是我莫奇神族的排名。”见万四空选择的人是一个名不见传之人，哪怕是先前有些看好他的长老们，一时间心里也不由得动摇了起来。莫奇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当真是有把握吗？莫奇空点头，认真道：“还请诸位长老们相信我。”相信？与其相信这个外族之人，连我神族都不是，我看他的实力，恐怕连我都不如吧。莫奇哲嗤笑，挑衅无比的说道。莫奇空眉头皱得更甚了，心中恼怒，这个废物千方百计的想要陷害自己也就算了，到这般关键的时候还要来恶心自己一手，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为了让徐兄出手花费了多大的代价吗？要是因此离开，莫奇空发誓自己一定会杀了这个混蛋的。这时候，一旁观看了一场好戏的苏九哥缓缓放下手中茶杯，眼眸有些戏谑的说道：“哦，你的意思是我很弱？”见苏九哥说话，万奇哲倨傲无比的说道：“不然呢？”苏九哥低垂着眼眸，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淡淡的说道：“莫奇兄，看来你这弟弟对自身的实力很有自信啊。”莫奇空有些歉意的说道：“自幼娇生惯养，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这样的。哪怕是自己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击败徐兄，一个莫奇哲，草包罢了。”莫奇哲听两人谈话，十分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样子，怒声道：“怎么，你很不服气吗？不服气的话，那就让我见识见识，能够替代我莫奇哲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莫奇欧，够了，小哲，回来。眼前这位虽然不知道与那南宫族女是什么关系，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关系绝对不一般。他们可以无所谓，但不能无视其身旁的南宫晴。莫奇哲像是没有听到一般，一脸居高临下的挑衅道：“我就问你，你敢吗？”苏九哥看着他摇了摇头，那表情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一样，换了个舒适的姿势，有些慵懒的说道：“也好，既然你这么想看看，那今天要是不入两手，看来是说不过去了。一个刚入神王境不久的家伙，想要挑战入圣境的自己，别说是他了，就连他身后那些圣境的长老们，苏九哥也同样不放在眼里。”莫奇哲笑了，他不屑至极的说道：“就凭你，连自己实力都不敢显露之辈，
一个连禁忌神族都不是的外族之人，莫奇哲并不觉得苏九哥会有多强大。莫奇空眼眸闪烁，他知晓今日若徐兄弟不露上两手这件事，怕是没有这么容易定下来了。老实说，他也很想再次见识见识苏九哥的实力，也好判断对方究竟是不是那日仓皇界之人。莫奇欧等一众长老们面面相觑，觉得有些道理。莫奇欧笑呵呵地开口道：“这位小友，不妨展露身手，让我等心里也有数。苏九哥，我怕他受不住。”莫奇哲，你说什么？混蛋！缩头乌龟，来战！一身神王境的修为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朝着苏九哥笼罩而去。万奇欧呵呵地笑了笑，抚了抚胡须，显然是一脸不相信的模样，但笑着说道：“这位小友既然这么有自信，可是我神族天骄也不是吃素的，大可放心大胆的一战。”苏九哥闻言微微颔首，面色平静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动手吧。”话虽这么说，可苏九哥根本就没有起身，没有丝毫想要战斗的意思。这般模样让一众末期神族长老们皱了皱眉头，明显有些不悦。好个狂妄的小子！而年轻气盛的莫奇哲乃能受这般气？像是莫奇空后是南宫晴也就罢了，他们好歹都是神族之人，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名不见传的他族而已，在自己眼中那就跟奴隶没有什么区别。莫奇哲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决定好好教训教训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怒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莫非是瞧不起我？给我站起来！”苏九哥淡笑一声，毫不留情面地说道：“对付你无需那么麻烦，弹指可杀。”莫奇哲瞳孔放大，怒火直线增加，暴喝道：“那你就试试，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只要嘴硬。”他手中掐出一击印诀，挥手间便引得这整座府邸开始了剧烈的颤动。一道神王境的强大神通拍出，携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朝着苏九哥而去。那就试试吧。苏九哥眼眸微眯，有些无趣的抬起手，屈指一弹，轰！入圣境与神王境天差地别，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却包含着混沌之气，这般恐怖至极的力量。莫奇欧瞳孔猛地一缩，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苏九哥的强大，惊骇无比的看着这一幕，失声道：“入圣，不好！”他赶忙想要出手，可却惊悚的发现自己圣境的力量犹如石沉大海，根本无法阻止。莫奇欧怒喝：“给我住手！”注意到了这一幕的苏九哥轻瞥了他一眼，眼眸中尽是不屑之色。本弟子的一击又岂是这么好受的？莫奇哲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神通破碎，惊恐万分道：“这是什么？”轰隆隆，剧烈的炸响传来，先前还不可一世的万奇哲，此刻犹如一滩烂泥一般，浑身是血的倒飞了出去，连带着此地的砖瓦与房门，若非是有莫奇欧闪身出现庇护，只怕是整个人都要飞出去800里开外。府邸内的砖瓦崩裂，一条深深蔓延的沟壑出现，上面还升起着白色的热气，看上去骇人无比。一众莫奇神族的小辈们眼珠子都快瞪下来了，他们一个个下巴长得老大，满面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莫奇哲，人呢？不是刚刚是发生了什么吗？一指，仅仅就是这么一指，狂傲无比的万奇哲就这么败了。饶是莫奇空也不由得微微啧舌，忍不住朝着苏九哥比划了个大拇指，惊叹道：“徐兄弟，太强了！”苏九哥淡淡的说道：“看来这一指都有些高过你了。”老实说，自己是真没有想到，这竞技神族的神王境天骄会这么的孱弱。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像莫奇空这般能够越阶战斗的天命主角。混账！小哲不过是想要试探一下你的实力，是谁允许你下如此杀手的？不远处，莫奇欧愤怒至极的声音炸响。他抱着怀中血肉模糊的莫奇哲，眼下的莫奇哲已经奄奄一息，气息微弱的犹如风中残烛一般，似乎一个不好便会归西嗝屁。小哲，小哲！莫奇欧脸色显得有些焦急，不断从储物戒之中掏出连自己都舍不得用的疗伤丹药。一众莫奇神族长老与小辈们见状，也是脸色一变，伤得这么重。小哲，哲哥！莫奇欧此刻可谓是肺都要气炸了，自己作为带队长老们主管此次神迹仪式，替换掉莫奇哲参加神斗，本就冒着得罪了族长的风险，现在倒好，可真正是差点物理意义上的替换了。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面色不善地看着苏九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释放出威压，将其给牢牢锁定。其中以莫奇欧的气息最为强大，乃是圣境9重，而其余长老们最低也是入圣境9重的修为。长老绝对不能放过此人，对，给哲哥报仇。依我看，一定是万奇空那个家伙想要借他之手杀了哲哥。其中不知是何人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莫奇神族几位长老面色大惊，莫奇欧更是目光闪烁，还真是有这个可能。说，你到底是何人？万奇欧朝着苏九哥质问道，仿佛一个回答不好，今日便会留在此地。莫奇空也没有想到，简简单单的一个决斗，竟然会引发这么大的事情，赶忙说道：“长老们，徐兄乃是从太古仙域外而来的天骄妖孽，之前明明是莫奇哲不服挑衅在先，以徐兄的实力，已经是留手了。”莫奇欧怒声道：“莫奇空，你给我闭嘴！既然对方实力如此强大，你为何不早早说明？”哲儿毫不防备，以他神王境的修为，怎么可能是圣境的对手？看着怀中那浑身是血的莫奇哲，莫奇欧胸腔里满是愤怒。此事之后，族长必然会责备自己，大意了。他没想到，那个不知道是从哪窜出来的天骄会这么强。外界之人到我神族的太古仙域，所为何事？我看他一定是图谋不轨。有长老愤然道：“麻烦了。”莫奇空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徐兄弟这次出手实在是太狠了一些。莫奇哲现在的模样，哪怕是傻子也明白伤势有多重。而坐此次的事件人的苏九哥却面色淡然，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甚至不慌不忙地小饮了一口茶水。真是好茶。身旁站着的南宫晴开口了，面对一众长老，他丝毫不惧，冷声道：“诸位长老，徐公子是我从外界带回来的。怎么，徐公子若是图谋不轨，那也就是说南宫晴也是喽？”那长老语塞。
族女殿下，你可是我神族之人，为何要如此包庇一个外人？万奇欧深吸一口气，目光阴沉地说道：“今日我等是一定要带走的，否则我万奇神族族长之子莫奇哲受如此重伤，回去之后无法与族长交代。”这一次，他的语气毋容置疑，坚决无比。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要将这罪人给带走。事关重要，莫奇哲现在尚且生死不知，浑身筋骨都碎了，只能靠着疗伤圣药续命。要是死了，自己此次的责任可就大了，甚至极有可能被族长给逐出莫奇神族。莫奇欧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哦，苏九哥闻言后觉得有些有趣的调笑道：“这次比试可是他亲口所说，怎么，太古仙域里神族的天骄难道就这么孱弱吗？不堪一击！”你，莫奇欧眼睛瞪直，充满着怒火道：“小子，你可知道，在我太古仙域里，哪怕是你是诸天万界妖孽，也根本不算什么。今日你不乖乖束手就擒认罪，哪怕是有南宫族女殿下的庇护，你今天也走不出这太古仙域。”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苏九哥大笑了起来。他放下手中茶杯，神目如电，眸光深邃无比。明明只是坐在那里，便像是一切的主宰，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不可一世、睥睨众生的姿态。有趣，有趣！让比试的是你们，现在倒是又想扣留下我。你那是比试吗？万奇欧怒道：“小哲都快被你给打死了。”苏九哥挑眉道：“诸位可是看清楚了，若是没有手下留情的话，刚刚用的可就不是一指了，是你们神族所谓的天骄，太弱了些。”莫奇欧咬牙，伶牙俐齿之徒，你果然跟那莫奇空是一路货色。见这群莫奇神族的长老们依旧有些不依不饶，南宫晴美眸冰冷，站在苏九哥的前方，冷声道：“他的身份可不是你们莫奇神族能动的。”什么？这句话如同一道雷击，让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僵持在了原地。有长老反应了过来，不屑道：“差点就被你给唬住了。一个外界之人，哪怕是地位再高，在我太古仙域神族的领域，是龙也得给我盘着，是虎也得给我握着。”莫奇欧沉声道：“族女殿下，我等原应给你身后古元神族一个面子，可这并不代表我万奇神族就是好欺负的，还请族女殿下让开。”南宫晴纹丝未动的一头红发鲜艳似火，洒落于肩，冷笑道：“我劝你们莫奇神族最好是不要轻举妄动。诸位莫不是认为在这太古仙域内，公子背后的势力就来不了了？真是可笑至极！弟子的父亲，那位古之大帝，别说一个小小的莫奇神族，哪怕是整个东境4大神族联手，恐怕都不是对手。那日弟子籍贯礼宴会上，苏黄吉虽没有现身，但其地力与数十条地道铺路，这般无上伟岸的神通，可谓是让南宫晴震撼不已。”莫奇空眼神一亮，这几日来，他也十分好奇徐兄的背景，连这南宫神族族女都如此崇尚，莫非徐兄真有什么惊人的身份？见南宫晴一脸自信的模样，饶是莫奇欧都不由得沉吟了起来。毕竟这位主可是与东晋古元神族有关，以他的身份，都对这位来历神秘的青年敬畏有加，这很难不让自己往别的方向猜想。可诸天万界自大黑暗结束之后，不是都已经没落许久了吗？莫奇欧眼眸闪烁，开口道：“族女殿下倒是豪大的口气，我莫奇神族可不是软柿子，你且说说看，他到底是何身份？”为了以防万一，莫奇欧暂时还并未出手。南宫晴闻言看向了身后的苏九哥，苏九哥微微颔首，事到如今，他也不打算掩饰了，自己此次前来可不是为了停留在这点小事身上。南宫晴脸色一喜，转过头傲然地看向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说道：“公子背后站着的可是一整个地族？”一众长老们愣了愣，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诸天万界的地族之人啊！我还以为背景能有多大，地族何其之多，现在诸天无地，空有其名号，也配称得上地族。”哪怕是莫奇欧在听到这句话后，高悬着的心也不由得放松了下来，松了一口气。莫奇欧呵呵笑道：“族女殿下莫不是被此子给欺骗了？如今谁人不知道诸天无敌，那些地族也已经没落多时。要是曾经地族，别说是我等了，就算是东晋4大神族都得敬畏3分。可现在……”莫奇欧大笑一声，玩味地说道：“仅仅只有这样的话，那我莫奇神族还真不怕。”南宫晴丝毫没有在意，起初刚进入诸天万界的他也曾经是这么认为的。南宫晴不紧不慢地说道：“若公子是大帝之子，背后的地族真的有一尊活着的大帝呢？你莫奇神族还有这个胆子敢得罪吗？”你说什么？莫奇欧瞳孔猛地一缩，不仅是他，身后的一众长老和小辈们也是大为所震。万奇空瞳孔更是瞪得浑圆，满是不可置信。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那个正在悠哉悠哉喝着茶的苏九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诸天万界中已经没有活着的大帝了。莫奇欧满脸写着不可置信，盯着对面的南宫晴说道：“你莫非是想要骗我们？就是长老们，可不要被对方所欺骗了。什么大帝之子，现如今的地族也敢得罪我们禁忌神族之人吗？”身旁的一众神族小辈也嚷嚷道。莫奇欧脸色有些阴沉道：“这点小伎俩可是骗不了我等的。”南宫晴不怒反笑，俏脸有些冰冷地说道：“哦，你们难道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吗？我看等都是在这太古仙域中安稳久了，固步自封，早就已经对外界一概不知了。1年前地族苏家大帝横空出世，这个消息连我都知道，莫非你莫奇族从未听过？”什么？莫奇欧脸色一变，像是想到了什么。前段时日的确是有传闻，诸天万界之中有大帝现身，可一直待在太古仙域之中的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认为仅仅只是谣言而已。老欧，这个事好像是有所耳闻啊。身旁一位长老有些忌惮地说道：“这南宫族女这么自信满满的模样，他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万奇欧瞪了那人一眼，说道：“传闻你也信？哼，族女殿下，既然你所说你身前这位真的是弟子的话，莫非就是传闻中地族苏家的那位？
南宫晴，正是。万奇欧突然大笑了起来。哈哈，那我问你，一个好端端的大帝之子，不在诸天万界待着，反倒是来我太古仙域做什么？苏九哥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怎么，本弟子想要去呢，还得跟你们汇报一声不成？若是不相信的话，大可动手试试。莫奇欧冷笑，虚张声势，以为这样就会让老夫有所忌惮了吗？莫奇欧显然是不打算和他讲什么道理的，他直接调动圣境巅峰的威压，排山倒海一般的向苏九哥席卷而来，磅礴的胜利化作无形的桎梏，牢牢的锁定着对方。南宫晴俏脸微变，没有想到自己都已经这么说了，他们还敢对弟子大人出手？你们想做什么？你莫欺神族当真是找死不成？哪怕是莫欺空也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长老，住手！莫奇欧浑然不顾，眼眸异常的冰冷，沉声道：我管你是什么诸天弟子，敢伤害我族之人，我万欺神族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的。莫奇欧大手一抓，显得自信无比，想他圣境巅峰的修为可不是一个区区入圣能够比拟的。面对这一幕，苏九哥依旧是平静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丝毫的动作，天塌不惊，淡然自若。圣境的力量刚一接近，便骤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莫奇欧瞳孔放大，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这怎么可能？突然间，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弟子大人，可不是你们能动的。轰！人未至，那骇人至极的至尊境威压便重重地压了下来。在场的一众莫欺神族之人，甚至都还来不及反应，便由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包括一众长老们。砰！莫奇欧脸色煞变，在这股威压之下，他连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跪了下来。何人？神族小辈们更是脸色涨红，吃力无比地抵抗着这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正前方的空间发生波动，尹老的身影从中出现，他眼神冷漠，锁定着在场所有人，莫欺神族之人，声音沙哑地说道：胆敢对无族弟子出手，我看你们当真都是想死不成？至尊！在场之人无比面色大震，莫奇欧更是万万没有想到，此地竟然还会有一个至尊境的大能存在，从哪里冒出来的？像是想到了什么，莫奇欧惊恐无比地看向苏九哥，心中涌出了一个可怕的可能。莫非？见尹老出现，南宫晴这才放下心来，美眸冰冷道：你们这群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位至尊境足以镇压这里的所有人。苏九哥轻放下手中茶杯，眼眸平静地说道：尹老，停手吧，我们毕竟是客人，这样不太好。在得到苏九哥的命令后，尹老这才将威压给收回，站立在苏九哥身旁，给人的压迫感极强，没有说话。苏九哥伸了个懒腰，缓缓起身，有些玩味地看着一众堪堪从地上爬起来的莫欺神族之人，戏谑道：我家奴有些不懂规矩，实在是不好意思。尹老若真让他们伤害到弟子，老奴可就真是万死难辞了。苏九哥白了他一眼，摊手道：行了，尹老，我这不都没事吗？尹老满是杀意地锁定着他们，这次是有了弟子的吩咐，要是这群禁忌神族之人在这么不识好歹，在不坏弟子大事的情况下，他不介意将这里所有人都给杀了。这一幕可直接让在场所有人莫欺神族之人傻眼了。万其空更是长大了嘴巴，足以装得下一个鸡蛋。自己没有听错吧？一个至尊境的强者，竟然连护道者都算不上，仅仅只是家奴而已。这让本来还以为是苏九哥护道者的莫奇欧等人心中翻江倒海，惊骇无比。他们面面相觑，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惊惧之意。莫奇欧呼吸一滞，此刻的他已经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坏了，踢到铁板了！苏九哥笑眯眯的上前，他每走一步，一众神族小辈们便忍不住的向后退去一分。莫奇欧强装镇定，背后不知何时都已经湿透了。苏九哥淡笑着说道：怎么，长老们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老实说，本弟子此次前来也并无什么恶意，仅仅只不过是对这太古仙域有些好奇而已。万奇欧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有些畏惧看了眼苏九哥身后的尹老，讪讪道：那个，原来是这样，误会，都是一场误会。拳头的确是最好说话的办法。尹老刚一出现，这不，一个个莫欺神族的长老们立刻就换了个表情，纷纷有些尴尬的大笑道：哈哈，原来这位徐公子所言非虚啊！我就知道徐公子一表人才，乃人中龙凤，绝对是外界之中的天骄妖孽。有话好说。莫奇空瞪大了眼睛，他从来没有见到过长老们如此模样，看向苏九哥的眼神立马就不对了。徐兄弟，不会真是大帝之子吧？他有些不敢想象。而苏九哥却是一脸平静的模样，嘴角微微扬起，轻笑道：原来如此，都是一场误会啊！想来本弟子的身份也不需要怎么证明了吧？万奇欧猛地点点头，如同小鸡啄米一般，赶忙说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开什么玩笑？您身后那一位可是至尊境啊！至尊境无论在哪个神族之中都是老祖级别的存在，而连至尊境的大能在这位爷面前都自称是家奴，就算让他们用屁股想，也知道苏九哥来历绝对非同一般，在诸天之中身份尊贵无比。现在对方到底是不是弟子身份还重要吗？苏九哥显然是很满意他们的回答，微微颔首，接着道：那位兄弟的伤势？莫奇欧，小伤？小伤？不碍事的。这位弟子大人，这场比试本就是小哲提出来的，他这也算是自讨苦吃了。苏九哥，那这神迹换人一事？莫奇欧，有了弟子大人的相助，简直犹如如虎添翼，此次神斗，我莫欺神族必将大放异彩。我等感激还来不及呢。他是真没有想到，眼前之人竟然会有一尊至尊境的大能陪伴。莫奇空那小子究竟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两尊活佛？先是与东晋四神族之一古元神族有关的南宫族女，后又是一位据说是来自诸天万界大帝后裔的弟子。对于莫奇空所有的行动都在监视当中，这凭空冒出来的两人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经过了这一个小插曲过后，
场面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诡异了起来。苏九哥并未有怪罪的意思，而莫奇哲也被莫奇欧派遣一个长老送走了。莫奇空一个人坐在一旁，周围空荡荡的毫无一人。反观苏九哥那边，被围绕的可谓是水泄不通。莫奇神族的长老们一个个热情好客，嘘寒问暖，神族小辈们也根本没有了对神族之外人的歧视，一个个上前想要结交示好。莫奇空愣神了许久，才反应了过来，苦笑一声，同样都是人族，诸天万界与太古仙域中差距真就这么大吗？万奇空很想向那些莫奇家的年轻一辈问一句，你们那些神族的自傲一直以来浓烈的歧视呢？你真的是弟子吗？我听说诸天万界已经没有大帝了，这是真的吗？你傻呀，没有大帝那哪来的徐弟子？那可是大帝啊，哪怕是我太古仙域数十万年以来都从未出现过的存在啊。莫奇神族的后辈天骄们一个个面色激动，透露出无尽的瞻仰之色。大帝，这是所有修炼者默认至高无上最终的追求。现如今的神族后辈从出生至今都一直待在这太古仙域之中，从未出去过，也就只有在古籍之中听说过诸天大帝的辉煌战绩。哪怕是身为长老的莫奇欧也不例外，笑呵呵地说道，行了，你们别打扰弟子休息了。他面色和蔼，哪还有之前那般咄咄逼人高傲的态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一样。莫奇欧不动神色地试探道，弟子大人，老夫也是听闻外界之中没有大帝了，莫非有大帝存活着？苏九哥淡笑着解释道，诸天万界可比小小一个太古仙域要大上不少，太古仙域在诸天之外已久，现在的诸天可不再是黑暗动乱的时期了。就比如1年前地族苏家所出世的大帝，便闹得是沸沸扬扬，诸位若是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对于这群莫奇神族的长老与天骄们，苏九哥没有太多的排斥，毕竟这群家伙耿直无比，虽然没有太多的脑子，但在知道了自己身份后，可谓是毕恭毕敬的，至少与那些满是花花肠子的天命主角来说，好相处得多。可能这就是天命大反派身份给自己所带来的便利吧，不像那些天命主角，哪怕是身份地位再高，也依旧有不长眼睛的疯狂得罪。莫奇欧闻言一震，瞳孔闪过一丝骇然之色，连这位徐弟子都这么说，看来前段时间传遍在太古仙域中诸天地族苏家出现大帝一事做不得假，而且眼前之人同样也是一族弟子，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诸天已经恢复了昔日的荣光？大帝可能不止一尊，他可曾在古籍上看到过曾经的诸天最为辉煌的时期，百帝林立，那时候的竞技神族之人可根本不敢得罪任何一个诸天的超级势力之人，保不准对方身后站着的就是一尊大帝。莫奇欧眼眸闪过一丝忌惮与恐惧，越想越有一种后怕之感。太古仙域的竞技神族固步自封已久，莫奇神族在仙域内更算不上强的那一类，若眼前这位真是地族弟子，哪怕是1/1000的可能性，也不是自己等人能够得罪的。相比之下，莫奇神族之人明显是比南宫神族之人清醒不少。太古仙域中排名不高偏弱，让他们养成了小心谨慎的性格，对外畏畏缩缩，对内我重拳出击。苏九哥与万司空就是很鲜明的例子。莫奇空在一旁看着与自己族人们有说有笑的苏九哥，心里一时间十分不是滋味。自己多年来所积攒的威望，甚至还不如徐兄弟自曝身份的那一瞬间多，这也让莫奇空心中暗暗涌起一股不满的情绪。既然徐兄你的身份如此之高，那为何还要隐藏到现在才说？自己先前所做的一切，为了此次神斗，更是不惜立下巨大代价的约定，都像是个小丑一样的那么可笑。明明只是你一句话的事情而已。莫奇空敢肯定，只要苏九哥展露身份，族中之人必然顶礼相待，绝不会质疑他参加神斗的实力。念及此处，莫奇空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苏九哥可没有注意到这一幕，就算知道了，恐怕也不会在意。自己与天命主角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敌人，一众莫奇神族之人可谓是客气无比。苏九哥淡笑着说道：“诸位，我看时候也不早了，有什么事不如明天再说吧。”莫奇欧闻言点点头，沉吟道：“也好，弟子大人远道而来，我等也不在族内，无法好生招待。待这次神迹过后，还请弟子大人来我莫奇神族一叙。”他也要回去好好调查一番，苏九哥的身份究竟是不是弟子。毕竟一个从诸天而来的超级势力妖孽，可是十分引人注意的。但同样的，从苏九哥刚刚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此次神斗若莫奇空真有这位弟子的帮助，他们莫奇神族甚至恐怕有机会进入前5，追赶东晋4神族。唯一让莫奇欧有些好奇的是，像这般身份尊贵之人，为何会与万奇空这个家伙有所关系？又是从什么时候所认识的？这件事连他们也都不知道。莫奇欧起身，带领着一众神族年轻一辈们告退一声，离开了此地。待众人走后，莫奇空这才有机会上前。他笑着说道：“徐兄弟，你可真是瞒得我好苦啊！想不到，徐兄弟你的身份竟然这般惊人，一位大帝之子，这可是在10万年前才能够见到的存在。”莫奇空故作叹息地说道：“徐兄身份如此之尊贵，这倒是让在下有了不少心理负担。”苏九哥笑着摆了摆手，说道：“莫奇兄不必如此，以莫奇兄你的实力，此次神迹，你我联手，任何排名都唾手可得。”莫奇空大笑道：“哈哈，有徐兄弟，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两人各有想法，表面看上去关系甚好，实际上各怀鬼胎。莫奇空，徐兄弟，这几日不妨就在我这府邸住下，我们也好时常交流啊。苏九哥点点头，没有拒绝道：“也好。”在莫奇空的带领下，苏九哥与两女来到了一处装饰典雅宽敞的住所之中。万奇空呵呵一笑，告退一声：“时候不早，我也就不多打扰徐兄了。若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徐兄弟可以第一时间的联系我。”说完，他便关上了房门。之前那副热情无比的表情骤然间就变了，脸色阴沉如水，紧握着双拳，咬牙道：“可恶，这群趋炎附势的家伙！想自己为莫奇神族做了这么多，却换来的依旧是族人们的冷眼相待。”反观苏九哥，这才出现了多久，一个个便谄媚无比，一个比一个恭敬。这更加让莫奇空决定了，
待自己成为末期神族族长以后，从内到外倾诉整顿一番末期神族的决心。不过一想到今日苏九哥所展现出来的强大手段，万气空便不自觉地将自己带入进了末期哲的视角。若是面对的是自己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那可就不同了。哪怕是自己在不动用空皇神体的情况下，也无法一指击败末期哲。仅仅只是一个指头，甚至根本没有动用任何的神通之术，便能够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只能说，那位弟子的确不是什么一般人。不过莫其空也没有太多忌惮，而是眼眸悠悠，轻声喃喃道：“长老们，我会让你们知道，谁才是末期神族的真正天骄妖孽。”哼！莫其空挥袖离去。此时房屋内，见莫其空离开，南宫晴看向苏九哥开口道：“公子，你暴露身份以后，那莫其空似乎变得有些沉默寡言了起来啊。”苏九哥毫不在意的笑道：“可能是因为他族人也在这吧。”南宫晴点点头，若有所思的说道：“也是，这莫其空虽然贵为末期神族的天子，但是在族中的地位似乎根本就不高一样。神斗之战本就是由天子主导，在其他神族当中，天子想要换人，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怎么反倒到了他这，变得这么的艰难，甚至还不惜立下誓言？受到不公，这是每个天命主角必须经过的事啊。”苏九哥有些玩味的说道：“不过想要借本弟子的事，可没有那么容易。”南宫晴美眸透露出一丝不解，疑惑道：“公子这是何意？”苏九哥看了他一眼，淡笑道：“刚刚在那大厅之中，万气空距离我最近，他那弟弟挑衅我之时，莫气空不难不知道本弟子这一击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可是他偏偏没有出手，或许是希望借我之手除去他这个好弟弟，也说不定啊。”南宫晴脸一凝，像是想到什么喃喃道：“赵公子您这么说，那些长老在质问公子您身份之时，万气空那个家伙也是一声不吭的，明明也是他求着公子您来的，好深的心机。”苏九哥不在意的摆了摆手，说道：“算了，都是一些小问题。”苏九哥瞥向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楚宣柔，眼眸闪烁，替死草人出现在手中，他随手一丢，接着，哎，楚宣柔一怔，赶忙接过那替死草人，有些呆萌的说道：“公子这是何意？”苏九哥轻笑一声，说道：“拿着吧，本弟子识海之中有父亲的保命神念，这东西只对至尊境之下之人有用，本弟子还不需要。自己现在入圣境4重的修为，估计用不了多久便又会突破至尊境，只不过是起步而已。”楚宣柔美眸闪过一丝感动，喃喃道：“公子。”南宫晴在旁笑盈盈的打趣道：“公子可是好偏心，宣柔妹妹修为比我还高，怎将这保命的好宝贝都交给她了？”苏九哥淡淡的说道：“看来你也知道你修为低啊，本弟子还想问问你那古元神族令牌是怎么一回事？”南宫晴闻言吐了吐舌头，娇笑着说道：“那个啊，是我父亲给我的，是谁的我也不知道，刚刚我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苏九哥闻言微微颔首，也没有多说什么。南宫晴口吐如兰，有些期待的凑到了苏九哥身旁，娇声道：“弟子大人，那我的呢？没有的话，其他的也……”苏九哥瞥了他一眼，直接打断道：“上古丹方要不要？”南宫晴一愣：“我是这个意思吗？”他有些不满的撅了撅嘴，说道：“上古丹方叶盛那个家伙给我很多了，公子，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的。”苏九哥眉头一挑，见他这般扭捏的模样，有些玩味的笑道：“哦，那本弟子就教你枪法如何？”南宫晴美眸一亮。厢房内，苏九哥一人闭目于软榻之上，他教给南宫晴的真的只是一门枪法。南宫晴整体实力太弱，作为圣级丹师的他，若是想要提升境界，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是一直缺少一门功法类型的神通手段。所以苏九哥特地在系统商城之中花费了不少反派值兑换了一门地级的枪法，并且将叶盛那家伙的嗜血地枪交给了他。满怀着期待，最后拿着一本地品枪法神通和嗜血地枪，然后目送苏九哥离开的南宫晴，表情格外的精彩，犹如一个怨妇一般。苏九哥，系统打开商城。叮，系统商城正在开启，当前反派值47000。熟悉无比的界面出现在眼前，苏九哥看着商城上那琳琅满目的货品，不由得有些眼热。压下了心里的悸动，苏九哥还是选择了兑换了剩下的混沌晶。系统分期。叮，恭喜宿主分期兑换混沌晶4、5、6，残篇成功。当前剩余反派值17000。刚一兑换完，苏九哥便有些肉痛，一想到在万四空那自己还存放着18万的反派值，苏九哥这才好受了一点。混沌晶作为自己现在唯一的功法，前3残卷至多只能够修炼到入圣境5重，而自己若是再想突破，就只能够兑换后续残篇。不过好在只差最后一卷便能够完全，也没有太过纠结。苏九哥直接将岁月轮祭出，浮现于身后，开始了修炼。切换成吞噬神体，在其身前摆放着可谓是满满当当的仙品灵石，这些灵石堆积成山，又有着岁月轮与系统的加持，可谓是要多富裕有多富裕。先是耗费了一定时间将混沌晶6重给完美参悟，最后入圣境4重的境界，在多重加持之下，顺水推舟的开始接连突破。苏九哥身躯之上不断浮现出白色的光芒，就好似没有瓶颈一般，不断突破。嗡，入圣境5重，入圣境6重，一直到入圣境7重，才堪堪停了下来。进入圣境这个范围，若是想要突破，至少也得花费个数十年的时间，哪怕是天赋妖孽之辈，也需要2、3年的沉淀。强如莫其空这般身怀空皇神体的神族妖孽，30多岁了，最近也才进入圣境1重。但苏九哥却是个例外，入圣境7重的修为，1年前才刚刚过完极冠之礼，现在才20岁。苏九哥缓缓睁开双眸，似有万千星河流动。现在自己的实力，哪怕是面对一些超级势力，活了数千数万年的长老们，也不在话下。连破3重，将岁月轮给收好。耳旁传来系统的声音：叮，
此次修炼花费反派值5000，当前反派值12000，多亏了暗格不知名的韭菜提供了足足3万点的反派值，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让苏九哥都舍得耗费反派值来修炼了。苏九哥眼眸闪烁，喃喃道：“莫七空，18万的气运值啊，实在是很难不让人眼馋。距离神迹还有几天时间，那就从你妹妹开始下手吧。”苏九哥咧嘴一笑，已经有些等不及拿着麻袋收反派值了。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微微一顿，自己不是还有个地平宝箱没有开吗？索性也给一起开了。叮，开启地平宝箱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翌日一早，万气空正站在莫奇雅房间外，正在犹豫要不要推开房门，可他刚抬起来的手很快便放下了，脸色有些犹豫地摇了摇头，轻叹道：“唉，妹妹现在这个样子，只怕是根本不会待见自己。算了，要不还是过几天等小雅气消了，自己再来道个歉吧。”说到底，还是多亏了小雅的那个替死草人，才能够让徐兄那般天骄出手帮助。而且徐兄那尊贵的身份也隐约地影响到了自己不少，起码从昨日以后，万骑神族的那些族人们在见到自己时都会点点头，尊称一句天子身份，虽然有些不情愿就是了，但的确让莫奇空感到十分受用。万奇空转身准备离开，而就在这时，屋内忽然传来一道痛苦的呻吟，一股浓郁至极的寒意从屋内弥漫出，甚至连房门口都凝结上了一层层冰霜。感受到这个寒意，莫奇空瞳孔一缩，脸色大惊地猛地推开房门。小雅！屋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刺骨森冷的寒意扑面而来，院落瞬间被寒冰给覆盖，这至寒之气饶是踏入圣境的修为都隐约有些抵挡不住。此刻的莫奇雅正蜷缩在被褥之中，房檐垂落着冰凌，连那被褥都变成了冰砖，眉毛眼帘上都浮现着冰霜，脸色更是像死人一样的惨白，不断大口吐着雾气，浑身颤抖，体内真气乱窜，气息不稳，从其柔弱的娇躯里不断弥漫出磅礴的阴寒。这种情况赫然是小雅的身体又出问题了。莫奇空心中一震，不顾这森冷的寒气，赶忙上前抱起妹妹，他的手一瞬间都被冻僵了，可万奇空却丝毫没有顾虑，不断的从储物戒之中掏出至阳至热丹的丹药给其服用下去。莫奇空脸上满是无尽的自责，彻底慌了神，不停呼唤道：“小雅，小雅，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啊！”随着一颗颗的丹药入腹，莫奇雅的气息好转不少，她的小腹有了些许的热量，脸色也逐渐红润了不少。莫奇空看了看四周，直接大手一挥，圣力涌动，将此地的冰凌尽数粉碎，紧紧抱着莫奇雅，一脸急切道：“小雅，你快醒醒！”莫奇空双目通红，紧咬着牙关，甚至溢出了一丝鲜血也没有察觉。自己最为疼爱的妹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亲人变成这般模样，哪怕是早有准备，但依旧是有些束手无策。他只能够将希望给寄托在自己早早准备的那些丹药之上。小雅，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莫奇空心里可谓是焦急如焚，从小雅身上所散发出的寒意，比前几次来的更为猛烈，病情已然是有加重的迹象。小雅，我是哥哥，你快睁开眼看看我！莫奇空不断的呼唤，在丹药的帮助之下，怀中的万奇雅睫毛上的冰霜也消融了，眼皮颤，似有要苏醒的架势，发出一道娇弱无比的嘤咛声。莫奇雅缓缓地睁开了双眸，有些疑惑地张望了一下四周，虚弱至极地说道：“哥哥，这是哪？”莫奇空见状大喜过望，赶忙大声道：“小雅，你终于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万奇雅环抱着肩膀，有些娇弱地蜷缩起身子，不断地颤抖道：“好冷，好冷。”说话间，那好不容易刚刚被压制下去的寒意又一次迸发了出来。万奇空抱着他的手都逐渐地结起了冰块。万司空脸色一变，看着妹妹刚红润了一点的脸色又一次变得苍白了起来，不断的咳嗽，嘴里喷出一大口冰冷无比的鲜血，气息变得愈发的虚弱，生命力在急速的流逝。莫奇空瞳孔一缩，他赶忙探入神识，查看起了妹妹现在的状况。不好，小雅这个样子，恐怕要不了多久，连五脏六腑都会被冻结成冰。莫奇空呼吸一滞，这般情况还是从未有过，发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莫奇雅的生机已经无限的逼近于死亡了，为何这一次的寒气会如此之大？莫奇雅自幼便有着这个病，到如今已经是第6次发作了。刚开始的时候，凭借万四雅自己便能够扛过去，而越到后面，那股寒气便越来越强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只要扛过去，万四雅的实力便会提升一大截，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复发。妹妹在2年前已经发作过一次了，那次可谓是险之又险，也正是因为是这样，莫奇空才会提前寻找到那些至纯至阳的丹药与保命至宝。按道理来说，距离妹妹发作应该会是在1年以后，可为何偏偏这一次提前了？怎么办？怎么办？万奇空双眼通红，布满了血丝。难道自己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妹妹就这么死在自己面前吗？可笑自己还因为徐兄愿意出手而感到庆幸，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自己是断然不可能同意小雅将那替死草人交给苏九哥的。等等，替死草人？像是想到了什么，万奇空脸色狂喜，看着怀中的莫奇雅自言自语道：“对，替死草人，只要找徐兄拿回那替死草人，小雅扛过这次寒意的侵袭便有救了。虽然这治标不治本，但的确目前最好的办法了。”念及此处，莫奇空赶忙起身，准备离开寻找苏九哥。比起神斗的排名来说，自己妹妹的性命才是莫奇空最为关心的。可就在这还是躺在床上饱受着寒意折磨的莫奇雅拉住了万奇空的衣袖，虚弱至极的说道：“别去，哥哥，我没事的。”莫奇雅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力量，竟然从床上爬了起来，神情痛苦，身上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寒气。不要去找徐公子，拿回那替死草人。莫奇空一顿，随后转过身见妹妹这副模样，一脸痛心的说道：“不要说了，小雅，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哥哥一定会让你没事的。就算是徐兄不出手，被逐出莫奇神族又怎样？跟你想必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万奇雅想要拉着万奇空，可以他现在的状态寒冰刺骨，连动一下都十分吃力，更不用说阻拦了。他只能够无力地看着万奇空离去的背影，磅礴的寒意再次袭来，万思雅直接晕倒在了床上，周围的一切迅速变得冰天雪地了起来。此时，正在一间厢房的苏九哥看着眼前漆黑无比的圆形宝珠，那颗宝珠漂浮在半空之中，散发着浓浓的不祥与诡异的气息。在那宝珠之中，不断释放出一缕缕看不见的黑色气息，朝着不知名的方向而去，散发着邪恶的光芒。苏九哥静静地看着眼前一幕，喃喃道：“不知道效果怎样。”此物便是从地品红色宝箱之中所开出的法宝。根据系统的介绍，自己算是触发了极小的几率，开出了一件不属于诸天万界乃至太古仙域大黑暗面的至宝——不祥咒珠。根据系统的介绍，此物名为不祥咒珠，乃是灾厄神珠的赝品。不祥咒珠能够诅咒大地级别之下的所有人，令人被厄运所笼罩，连喝口水都有可能呛死的宝物。若是愿意为此付出祭品，那么将会有着显著的效果。至于品阶嘛，因为是黑暗面的东西，不属于诸天，所以连系统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但其的作用绝不在任何地兵之下。对于这等新鲜的玩意，苏九哥还是十分好奇的，所以一得到了这件宝物，便开始拿起莫奇亚开刀。看着眼前闪烁着幽光的不祥咒珠，苏九哥皱了皱眉头，说道：“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用呢？自己刚刚可是献祭了不少仙品灵石的，足足有数万枚之多。”而就在这时，房门外传来剧烈的敲门声，莫奇空急躁的声音传来：“徐兄，徐兄，还请开门，我妹妹有危险。”这声音听起来如火如焚，焦躁不已。苏九哥顿了顿，眼眸一亮，有些诧异的看了那不祥咒珠一眼，心中暗暗想到：看来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吗？苏九哥缓缓地将房门给推开，看着眼前神情紧张万分的莫奇空，有些疑惑地说道：“哦，原来是莫奇兄啊！莫奇兄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着急？”见房门打开，莫奇空如释重负，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挣扎，但一想到妹妹，还是咬着牙沉声道：“徐兄，我妹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我已经用了许多的手段，也依旧不见有所好转，现在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苏九哥故作诧异：“怎么会这样？莫奇兄，那可怎么办？”莫奇空紧盯着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后，便立刻说道：“徐兄弟，不知你可否将那件替死草人交还给我？这东西对我妹妹来说十分重要，事关她的性命。我知道我这么说有些不太好，但我真的是别无他法了。我也可以用别的东西跟你交换。”苏九哥闻言微微寒烁，眼眸闪过一丝笑意，看来是那颗不祥咒珠发挥作用了。苏九哥露出为难的表情，低声道：“这样吗？万奇空，徐兄弟，这件事等不得了，在这莫奇神族之中，我也就只有这唯一一个亲人，拜托了。”莫奇空低着头，紧握着双拳，脸上满是不甘地说道：“徐兄弟若是肯同意，我愿意以3件至尊级的法器用作交换。”老实说，他也很不愿意这么做，这么做便意味着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都将功亏一篑，而且神迹再急，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寻找和自己境界差不多的队友了。苏九哥有些无奈地笑道：“莫奇兄，你先别急，那件替死草人现在不在我身上，在我婢女那。令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已经通知了她。莫奇兄，你先不妨带我去看看，或许我有什么办法。治病啊，我在行啊。神医这个名头可不是白来的。”莫奇空愣了愣，这才想起来，眼前这位可是来自诸天某个地族的弟子。一直以来，他都是带着妹妹在太古仙域之中寻医。作为大帝之子，说不定徐兄真的有什么办法救自己妹妹。万奇空很快便做决定道：“徐兄，我们走。”火急火燎，一刻也没有停歇。二人很快便来到了莫奇雅的住处。此刻屋门外早就已经汇聚了不少神族天骄与长老在此。他们在别院之中感受到了这股刺骨的寒意而来。小院子都被寒意所冰封，明明是阳光明媚的天气，此地的温度却令人瑟瑟发抖。一众莫奇神族的天骄们在外指指点点道：“可真是冷啊，连我虚神境的修为都有些受不了这股寒意。那莫奇空的妹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前几年也是如此。那莫奇空跟疯了一样似的。”大家显然都熟知这一情况，莫奇欧等长老们也有些无能为力。莫奇欧眼眸有些担忧，整个莫奇神族谁人不知道莫奇空是个护妹狂魔？你可以说他的不是，但若是一关乎到他妹妹的事情，莫奇空可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当初竞争天子一位时，正是其中几位长老的孙子出言用其妹妹威胁万奇空放弃，这才惨遭万奇空当中击杀。坏了，莫奇空他人呢？去通知他过来。莫奇欧看向身旁一小辈说道。现在的莫奇空可不同以往，他所认识的那两位身份可都不是什么一般人。那位来自诸天弟子更是有望与他一同竞争神斗前5，可以说在神迹结束之前，自己等人都要将莫奇空给当个宝。自己冒犯族长的明命令，甚至连万奇哲也没有保护好，现在要是因为他妹妹的原因让万奇空发狂，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我来了。身后莫奇空的声音传来，莫奇欧转过身，见即从远处而来急匆匆的万奇空和不紧不慢的苏九哥时，点了点头。莫奇空，你妹妹危险了。万奇欧说道。莫奇空看了看四周已经被冰封的屋内，脸色骤变。萧亚！他大吼一声，直接击破了这层层的寒冰，冲入屋内。万奇欧见状叹了口气，随后转身看向苏九哥道：“徐弟子，想不到你也来了，让您见笑了。”苏九哥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我已经从莫奇兄那里听说过了，他妹妹这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苏九哥明知故问道：“莫奇欧，我等也不太清楚，这先天疾病似乎源自于他母亲的缘故。万奇空和万奇雅兄妹二人的生母乃是一个狐妖，万奇空倒是并没有他母亲的什么特征，但是莫奇雅却极为像他的母亲，不仅是白发，就连性格和体质上也十分相似，他母亲便是因此而去世的。”苏九哥微微颔首，不慌不慌地朝着屋内走了过去。“莫奇欧，徐弟子，小心！”这股寒气古怪无比，
若是靠着莫奇雅太近，可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苏九哥淡笑道：“无妨，这点寒冷对自己来说根本就无足轻重。”苏九哥进入了房间，看着床榻上心急如焚的莫奇空，还有那生命垂危的沉睡着的莫奇雅，眼眸闪烁。看来这天命主角是真的很在乎他妹妹啊。虽然有着系统早早就知晓了莫奇雅体质的特殊，但当真感受到此地的气息与莫奇雅体内的寒意时，苏九哥心中便浮现出了不下数十种的治疗之法。先天混沌体、吞噬神体、不灭神魔体，可以说无论是哪一种体质，都能够有效的缓解莫奇雅的痛苦。吞噬神体能够将莫奇雅身上的寒意所吞噬，不灭神魔体十分霸道，可以以蛮横的手段驱除。而先天混沌体则更为有效，自己的混沌气甚至可以消弭炼化九幽神体内的极寒之气，但这样也代表着莫奇雅将失去这个体质。再然后便是依靠着那些至纯至烈的丹药已经天材地宝去除了。对外界来说，这种类型的丹药和天材地宝珍贵无比，但苏九哥贵为地族弟子，又垄断了一整个仙古遗迹，其身上的资源可谓是庞大无比，就是一座行走的宝库，有些太简单了。而且就这么轻易的治疗好，自己还怎么收个反派职？莫奇空神情紧张无比的说道：“徐兄弟，怎么样？有办法吗？”苏九哥脸色有些凝重，沉声道：“不容乐观。”莫奇空一怔，随后怒了：“我能不知道不容乐观吗？自己妹妹这个样子，是个人都能够看出来吧？”莫奇空强压着心里的怒气，沉声道：“不是，徐兄弟，我的意思是你有办法能够治愈我妹妹体内的寒气吗？实在不行的话，那替死草人。”苏九哥淡笑道：“莫奇兄，别急，虽然情况不太好，但好像也并非是毫无治疗的手段。”莫奇空不可思议道：“此言当真？”为了让莫奇空相信自己，苏九哥特地走上前去，无视了存在于万奇雅周围那冰冷刺骨的寒意。他将手放于莫奇雅的额头之上，他体温冰凉，就像是在摸着一块万年寒冰一般。吞噬神体的力量涌动而出，将这一缕缕的寒意所吞噬，化作真气反哺。万奇雅发出一道阴鸣声，脸色十分明显的缓和了不少。莫奇空眸光大震，满是震撼的看着眼前一幕，徐兄竟然真的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妹妹。忽然，躺在床上的莫奇雅痛呼一声，从其身上散发出一缕缕诡异不祥的黑色气息。叮！天命女主生命受到损伤，寿元流逝，天命主角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这是什么？万奇空瞪大了瞳孔，那一缕缕黑色诡异的气息，竟然是从自己妹妹体内散发而出的。萧雅！莫奇空赶忙呼喊道。周围的寒意渐渐的消退，苏九哥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缓缓起身，脸色不太好看的说道：“莫奇兄，你的妹妹暂时应该是没事了。”感受着妹妹逐渐平和、有些虚弱的气息，莫奇空有些不可置信的看了看苏九哥，那副震惊之情都已经完美的写在脸上了。这突天大的惊喜实在是太过的突然，莫奇空二话不说，双手抱拳，直接单膝跪在地上，诚恳无比的大声道：“徐兄，请收我一拜。”苏九哥一怔，故作讶异的说道：“莫奇兄，快快请起，这是做什么？”莫奇空不为所动，他激动的有些浑身颤抖。自己妹妹的病情，自己几乎寻遍了整个太古仙域，都无人可以医治，还是几年前天子之战时，自己曾经问过莫奇神族的老祖，才知晓一二。妹妹和母亲一样，乃是某种特殊体质，这种体质就连老祖都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告诉自己多寻一些至阳至刚之物缓解。而今竟然见到有人能够不费吹灰之力便治愈了妹妹的病情，就如同黑暗中见到了曙光一般，这让莫奇空如何不激动？徐兄，还请救救我妹妹！只要徐兄你能够治疗，我莫奇空愿意付出一切。不愧是来自诸天万界的弟子。苏九哥闻言无能为力的摇了摇头，说道：“莫奇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妹妹所遭受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病，而是某种诅咒。”诅咒！莫奇空心里一震，眼眸大惊，迸发出骇人的光芒。这不可能！他抬起头说道：“这怎么会是诅咒？”见他并不相信，苏九哥直接截取一缕从莫奇雅身上所散发出的不祥黑气，抓于手中，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徐兄弟若是不相信，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这诅咒恶毒无比，虽不会置人于死地，但却会让你妹妹饱受着寒意之苦。”莫奇空接过那缕黑色的气息，刚一到手，心中便暗暗涌出不好的预感，像是会有什么灾难发生一样。潜意识告诉自己，必须得远离此物。莫奇空越发的越心惊，到最后，眼眸中满是滔天的怒火，一声磅礴强大的修为呼啸而出，暴怒道：“竟然真的是诅咒！究竟是谁？是谁敢诅咒我莫奇空的妹妹？”他早就有所奇怪，到底是什么体质才会让自己妹妹从出生以来便遭受如此痛苦？莫奇空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化作冰雕，最后形神俱灭的那一晚。而在自己妹妹身上，也发生了如母亲那般的情况。如果这真的是一种诅咒，莫奇空发誓，无论是天涯海角，自己也是绝对不可能饶是那个人的。该死的！莫奇空紧咬着牙，一身摄人的气息乱倾泻。莫奇哲，还是莫奇神族族长，自己的亲生父亲。他第一个所想到的便是同族的这几人。莫奇空，徐兄，这诅咒你可以确定吗？难道并非是我妹妹特殊体质的原因？苏九哥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你妹妹的确是特殊体质，但莫奇兄，你可曾听闻过有哪种特殊体质会置人于死地？这诅咒阴毒无比，每次发作都会带来比先前更为巨大的痛苦。你妹妹现在修为还不高，暂且还能靠着外物压制住，若是修为再高一些，那诅咒彻底爆发，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用。而且那诅咒之力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那件替死草人虽然能够保住一次性命，但是却绝对无法抗住第二次、第三次的暴动，这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而已。”万奇空瞳孔一惊，惊呼道：“徐兄，不，弟子，可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妹妹去除那诅咒？”心急如焚的他连称呼都变了。苏九哥眉头一挑，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能够一路逆袭成为末期神族天子的中后期天命主角万气空，竟然会这么好忽悠，不由有些诧异的看了他一眼。见末期空紧锁着眉头，从进入到这里以后，一刻也没有舒展开来过，顿时了然我。恐怕对于这天命主角末期空来说，他的妹妹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他唯一的软肋。苏九哥咧嘴一笑，缓缓的说道：“末期兄，这诅咒之力我虽可以压制，但却无法去除，唯一的办法便是找到那诅咒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末期空呼吸一滞，眼眸不断的闪烁着光芒，沉声道：“徐兄，你的意思是找到那个下诅咒之人？”苏九哥点点头，看着万气空，一脸正色的说道：“那人恐怕是末期兄你的仇家。末期兄你实力高强，那人自知无法对你下手，便转而从你妹妹开始。”末期空被苏逸仙忽悠的可谓是一愣一愣，但饶是如此，他依旧是冷静思索道：“既然是我的仇家，为何要大费干戈的诅咒我妹妹？直接出手，那岂不是更好？而且老祖应该不会骗自己，老祖所言和眼前这位徐兄所言大不相同，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让莫奇空一时间有些无法判断下定结论。见他犹豫的模样，知晓这天命主角恐怕没有那么好忽悠。苏九哥暗中动用不祥咒珠的力量，一缕缕无形的不祥之气重新没入了莫奇雅的身躯之中。好冷，好冷！诅咒之力引起了莫奇雅体内的那股炙寒之气，莫奇雅难以忍受的大喊一声：“轰！”从他的娇躯内顿时间爆发出磅礴无比的寒意与诅咒之力，两股力量交织，直接席卷而出，整座府邸都在一瞬间化作了冰雕。屋外的一众末期神族之人被这一幕给吓了一跳，更有甚至一个不慎同样被冰冻了起来。万奇欧大惊道：“发生什么了？好邪恶的力量！这股力量是莫奇雅的。”一众末期神族的长老们有些不明所以，直接动用力量将府邸内的冰块所融化。而那屋门内这浓郁的寒意更是让莫奇雅直接失去了意识，体内的灵气不规则的四处倾泻，生机疯狂的消退，整个人就如同曾经的母亲一样被冰块给包裹在其中。万气空被这一幕惊吓的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双目赤红，撕心裂肺的大喊道：“妹妹！”如果说之前苏九哥以吞噬神体之力将莫奇雅九幽神体的第6次寒意侵袭给吞噬，那么之前所动用的不祥咒珠便直接提前第7次的来临。九幽神体唯有度过9次九死一生的寒意，方才能够彻底觉醒，而这个体质彻底觉醒的力量也是异常的恐怖的，天地间至阴至寒之力，其强大程度能够冻结一切。这一刻，莫奇空再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就算是傻子都感受到了妹妹体内那强大的诅咒气息。见妹妹这般痛苦的模样，他心都要碎了，模样疯狂的嘶吼了起来。啊！运转起力量，万气空试图粉碎这层层的冰块。而就在这时，一旁的苏九哥开口道：“莫奇兄，你冷静一下。”莫奇空双目泣血，失去理智的怒声道：“你让我怎么冷静？她是我妹妹，与我相依为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也不顾苏九哥的身份，自己付出这么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妹妹有着更好的生活。所以他要洗牌整个万期神族，成为族长，将一切看不起自己和妹妹之人都给肃清。叮！天命主角莫奇空魔念新生，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苏九哥十分满意万司空现在的样子，缓缓说道：“我能理解莫奇兄你现在的心情，让我来试试吧。莫奇兄，之前我的手段你可是见到过的。”莫奇空闻言，这才逐渐冷静了下来。正如苏九哥所说，现在能够帮到自己妹妹的，恐怕也唯有眼前这个徐弟子了。莫奇空深吸了一口气，眼神清明了不少，直接跪在了苏九哥的面前，说道：“徐弟子，只要你能够救我妹妹，我莫奇空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拿去，只要能够救她。”苏九哥微微一怔，眼眸闪烁了起来。这个天命主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先前几个都还好对付。只要拿捏住了他的软肋，便不足为惧。不过，这可不是自己想要看到的。毕竟，什么诅咒之力都是自己瞎鸡巴编纂出来的，所谓的诅咒之人更是自己。但万司空这个气运值18万的韭菜，不失为一把利刃，能够好好利用一下。苏九哥叹了口气，说道：“我尽力吧。”万气空眼眸阴晴不定，脑海中进行思想斗争了许久，最后紧咬着牙，从储物戒里拿出了一串有些暗淡无光的项链。项链看上去平平无奇，上面挂满了参差不齐、不知是何猛兽的兽牙，在其中间之处是一块已经失去了光泽的半月宝石，充满着古老岁月的气息。万气空眼眸中透露着不舍，沉声说道：“徐弟子，此物是我偶然间在一处古地所得，佩戴于镇守着古地的石像之上，能够吸收雷劫之力，大大的削弱渡劫的难度。也真是依靠着此物，我才顺利度过神王劫和入圣劫。至于更多的作用，我还未曾发现。现在我就将此物交给徐弟子你，希望弟子能够救我妹妹一命，在下感激不尽。”作为天命主角，万气空身上所有的宝物自然是不少，否则也不可能给万思雅这么多保命之宝了。这串古链只不过是他众多宝物之中对自己作用最为小的一个，也是莫气空再三衡量最为妥当的一个。拿人手软，若是眼前这个徐弟子收下了这件宝物，必然是会全心全意的救自己的妹妹。苏九哥紧盯着那串兽牙项链，那一颗颗獠牙之上，依稀还能够看清楚那干涸风化了不知多少年的血迹。莫气空不知道这是何物，但拥有系统的苏九哥看得可谓是清清楚楚。这竟然是一件与黑黄渊戟一模一样，封印着兽魂的地器——镇劫神链地级，以苍响雷兽之牙与雷鸣神石所铸成，其中封印着准地级苍响雷兽兽魂，可硬抗3000雷劫，吸收其中神力贮存于此。当雷力所储存到一定程度，可从雷鸣石之中凝练雷属性天路，淬炼肉身，亦或是召唤兽魂苍响雷兽作战。雷修佩戴可受到神炼蕴养，加强雷属性神通凝练真气。苍响雷兽可是如黑黄渊戟中紫金魔龙一般强大无比的凶兽，虽不属于神兽的范畴，但其实力绝对不在任何神兽之下。
据说苍响雷兽只存在于雷劫之中，天生无惧任何的雷力，难以寻觅其的踪影。这镇劫神链完全是以2件宝物所融合成就的地兵，虽制作看上去粗糙简陋，但不难看出这是一件很早以前不知存在了多久的至宝，其岁月说不定能够追溯到地落时间，甚至更早。苏九哥有些诧异地说道：“莫奇兄弟，这是何意？”万奇空，此物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徐弟子还请放心。那件替死草人，我是不会要回来了，只请弟子帮帮我妹妹。语气诚恳，眼神中满是恳求之意。苏九哥也没有跟他客气，而是直接接过那串镇劫神链，沉吟片刻后说道：“诅咒之力实在是太过罕见，哪怕是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我只能说是尽力吧。”叮！天命主角万奇空失去地气镇劫神链，气运值损失1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嚯，1万，好丰厚的反派值！这也是苏九哥第一次认为这反派值竟然这么容易获得。一时间看万奇空的眼神都有些变了。此刻莫奇空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一座充满着反派值奖励的移动宝库。这火热的眼神让莫奇空浑身不由泛起了鸡皮疙瘩。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脸色一喜的点头道：“那就拜托了。”苏九哥微微寒烁，看着那被冰块所包裹着的万奇雅，缓缓地闭上了双眸，有模有样的是放出一丝吞噬之气，朝着那寒冰侵蚀而去。他并未有所掩藏，那寒冰在吞噬之力下逐渐的消融，不仅如此，其中的至寒之气也转化为磅礴的力量反馈本身。苏九哥有些讶异，这天命女主的九幽神体果然有些不同凡响。这第7次寒意的爆发被自己的吞噬神体所吞噬转化以后，其反哺的灵力不亚于数万枚仙品灵石。自己刚刚突破不久的境界，竟然隐隐又有着松动的迹象。一旁的莫奇空见状，眼里充满着惊讶，感受着周围逐渐消失的寒意，与从苏九哥身上所释放出来那从未感受过的气息，心中暗暗想到：不愧是地族弟子，妹妹这多年无人能够治疗的问题，今日竟然有着如此明显的好转。在吞噬不少之后，苏九哥停手了，他大可将莫奇雅身上所爆发的第7次寒气全部吞噬，这样一来，万思雅估计很快就会醒来。可却并没有这么做，白嫖了一个镇劫神链，可谓是让苏九哥尝到了不少甜头。报一个宝物，奖励1万的气运值，这般好事去哪里找？苏九哥将手收回，长呼了口气，身旁的莫奇空赶忙关切地说道：“我妹妹怎么样了？”苏九哥缓缓道：“我替其压制了那道诅咒之力，你妹妹暂时应该是没有事了。”暂时？莫奇空皱了皱眉头，自己给了你这么多宝物，竟然只是暂时？这么说来，自己妹妹这不是还没有脱离险境吗？莫奇空有些不悦，认为是苏九哥并没有出全力，像是猜到了他心中所想。苏九哥淡淡地说道：“莫奇兄，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妹妹这病是诅咒，唯有治根方才有所作用。也就是说，你要找到那诅咒之人才能解除。”莫奇空，可是我要如何才能找到那诅咒之人？他的仇人那可太多了，因为血脉不纯的原因，在万岐神族一直都不怎么受到待见。要是指望靠着族内的资源，自己和妹妹早就饿死了。所以莫奇空经常外出历练，不然这些宝物都是从哪来的？有的是在秘境之中争抢得到的，有的则是杀人越货而来。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莫奇空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这一个个的去找，无异于是天方夜谭。苏九哥思索了一会后说道：“我有一物，能够感应到诅咒之力，只要范围内有诅咒之力出现，那么此物便能感受得到。”一边说着，苏九哥一边拿出了一块灰色凹凸不平的晶石，自己手中拿着的不过是一块先前修炼时消耗完灵气的仙品灵石，其中的灵力已经消耗殆尽，已经与一块普通的石头没有什么区别了。莫奇空看了一眼，微微一怔，看着眼前之物，脸色有些古怪地说道：“徐弟子，这不是灵石吗？这无论怎么看，分明都像是一块已经灵力消耗完的灵石啊！”苏九哥一脸正色，一顿忽悠道：“非也，莫奇兄，这虽然看上去像是一块灵力耗尽的灵石，但却绝非如此。这可是极为稀少的宝物，名为感召之石，诅咒之力极为罕见，唯有此物方能够感受得到。”莫奇空傻眼了，感召之石，为何自己从未听说过？莫非是独属于诸天万界的宝物？可是此物真的能够察觉到诅咒之力吗？莫奇空半信半疑地说道。苏九哥，莫奇兄你看。苏九哥朝着这块灵石感召之石中注入了一丝灵力，手中的这块感召之石一瞬间浮现出一抹漆黑的光亮。苏九哥距离莫奇雅越近，那股光亮便越发的强大，到最后整个灵石都被那诡异无比的黑气所填满。万奇空面色大惊，竟然真是感召之石。老实说，他从未听说过感召之石是啥玩意，但连眼前这位徐弟子都这么说，而且的确灵石不同，或许真是一件宝物也说不定。苏九哥笑着道：“怎么样，莫奇兄，有了此物，只要莫奇兄你时常佩戴在身，若是接触到那诅咒你妹妹之人，便能因此而确定对方的身份。”莫奇空不假思索地说道：“徐弟子，这感召之石可否交于我？若是可以的话，在下感激不尽。”莫奇空发誓，胆敢诅咒自己妹妹之人，自己一定要将对方给揪出来。苏九哥闻言，脸色变得有些为难，有些犹豫道：“老实说，莫奇兄，我也的确很想帮助你，可这感召之石稀少无比，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珍贵的。”言下之意，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莫奇空一愣，如何听不出苏九哥的意思，心里十分不满。眼前这位哪里是什么身份显赫尊贵的诸天弟子，分明就是一头贪婪的饕餮。先是替死草人，又是自己那串能够吸收雷劫的骨链。打从结识眼前这位弟子以后，好事是一件都没有发生，坏事倒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来，甚至连自己好不容易搜罗的宝物也都掏了出去。莫奇空脸色有些不太好看的说道：“徐弟子，现在我身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宝物了。您看，待这次神迹之后，
我一并结给你，怎么用样？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明显有些不悦，淡淡道：“哦，这样啊。莫七兄若是不想要，那就算了。”说着，便要将这所谓的感召之石给收回储物戒之中。莫七空见状急了，这可是自己想要揪出那诅咒之人的唯一手段啊！这怎么行？他赶忙说道：“等等。”苏九哥挑眉：“莫七兄这是何意？”莫七空深吸一口气，眼中浮现出挣扎，说道：“不知弟子这些宝物可入得上眼？”叮！天命主角万司空损失至尊级法宝空瞳印、天山印，气运值损失8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8000。看着身旁一脸肉痛的莫七空，苏九哥心里别提有多美了。仅片刻时间，自己便从这天命主角身上压榨出了不少宝物，更是获得了18000点的反派值。一个没有灵气的石头换了2件至尊级法器，也还算凑合吧。莫七空此刻有些患得患失的看着手中那枚灰色的晶石，除了闪烁着黑色的光芒，无论他怎么看都没有一点不同之处。这真的不是用光灵气的灵石吗？自己怎么总感觉被眼前这位弟子忽悠了呢？这时，一旁响起苏九哥的声音，只见他嘴角扬起，露出了神秘的笑容，说道：“恭喜莫七兄得到此物，必然能够揪出那贼人。”莫七空苦笑一声，说道：“但愿吧。”他转身看向有所好转的妹妹，心中暗暗想到：“小雅，你放心，哥哥一定会救你的。”苏九哥心情不错的走出了房间。屋外万骑神族一众人凑了过来，万骑欧有些好奇的说道：“徐弟子，莫七空那个家伙呢？”苏九哥，莫七兄啊，他还在屋内陪他的妹妹呢，一时半会可能是不会出来了。万骑欧闻言，脸色顿时不悦：“胡闹！神迹在即，他不出来与弟子您磨合一番，好应对接下来的神斗，却跑去干这种事，我这就去喊他出来。”苏九哥抬手止住：“哎，欧长老，莫七兄的心情我能理解，房间内的毕竟是他的亲生妹妹，还是让莫七兄和他妹妹一起待一会吧。”万骑欧叹了口气，说道：“万骑空那个家伙最大的幸运就是结交了像徐弟子你这般知心的朋友，既然如此，那徐弟子不妨随我等去坐一坐。”这一番交谈下来，莫七欧几人对这位诸天弟子又大涨了不少好感。府邸大殿内，莫七欧亲自沏茶呈上，有些恭敬地说道：“徐弟子远道而来，倒是我等有些招待不周了。此地是东陵神族的管辖范围，不知弟子神迹之后打算去哪？若是还想在这太古仙域待的话，不妨来我莫七神族一坐，相信族长大人也是会很开心的。”身旁的几位莫七家长老们也和善地说道：“是啊，族长大人他早就想与外界有所联系了，若是见到徐弟子，你恐怕是会激动得不得了。徐弟子一表人才，从弟子身上不难看出诸天万界的强大。”苏九哥淡笑着说道：“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些事待神迹之后再说也不迟。只是让本弟子有些好奇的是，我观太古仙域之中的禁忌神族之人，不是一向高傲自负的吗？为何从诸位长老们的口气里，倒是有些推崇不已？”万骑欧闻言一愣，随后哈哈大笑道：“哈哈，徐弟子此言不假。不瞒您说，在这太古仙域之中，还真就是我禁忌神族的天下。其他神族之人对于诸天万界更是嗤之以，但我莫七神族却不同，在我等的族迹之中，可是完整的保留了不少关于诸天外界的记载，所以不像其他神族那般对诸天一直保持着敬畏之心。虽然黑暗之后诸天有所没落，但那毕竟曾经是百地林立、天骄争霸的大事件。禁忌神族对身份与血脉重视无比，相比起其他的神族来说，莫七神族也算是相对开明的一族了，否则也不会让莫七空这个血脉不纯之人当上天子，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苏九哥微微颔首，喃喃道：“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为何诸位与我所见到的神族之人差距如此之大。”莫七欧呵呵一笑，开口道：“老夫多嘴一句，不知徐弟子此次前来我太古仙域是所谓何事啊？虽然我莫七神族不敢说有多大能量，但在这太古仙域内，若有我等能够帮上忙，我等定然是不会推辞的。”苏九哥也没有什么特别事，不过是想来见识见识这里禁忌神族之中的天骄而已。此次神斗倒是能够满足吾的心愿，再顺带帮莫七兄弟夺个神斗第一的名次。此等狂傲之言一出，在场的一众莫七神族长老们都面面相觑了起来，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古怪之意。要知道，在他禁忌神族之中，天骄无数，东晋4大神族更是妖孽辈出，其中不少人的实力连他们这些当长老的都有所忌惮。除了东晋神族也就算了，但眼前这位从诸天而来的弟子说要挑翻禁忌神族年轻一辈所有人，这他们可是万万不信的。所有人都当这只是个玩笑，但也没有人点破。莫七欧正了正，抚须大笑道：“哈哈，徐弟子不愧是地族之人，此等言论若是别人这么说，我等是断然不会相信的。但那人若是徐弟子您的话，此次神斗排名还真说不定。那就在这里提前恭祝徐弟子博得头筹了。”莫七欧拱手，苏九哥笑盈盈的扫了眼众人，知晓他们不信，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端着茶小酌了一口。而就在这时，府邸之外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大笑声：“哈哈，欧老弟不在我东陵神族休息，怎么跑到这个小地方来住了？”当听到这声音时，苏九哥放下了手中茶杯，一旁的万骑神族的几位长老也是面面相觑。莫七欧心里咯噔一声，他看向屋外，只见房门外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位体态高大的中年男人，国字脸，眉毛浓郁，看上去英气十足。中年男人身着一身华服，在其身旁跟随着2位年轻后辈，一男一女，两人皆是气质非凡，青年面容如玉，模样俊俏，头戴礼冠，身着一袭紫色的华服，食指纤细修长，带满了颜色各异的扳指，仪表堂堂，一表人才。而身旁那位女子模样美艳，柳叶眉，杏眼，眼眸碧波流盼，水蓝色的低胸衣裙凹凸有致，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妩媚气息。两人一举一动都带着大家之气，一看便是地位尊贵、背景不凡之人。见来人，莫七欧微微一怔，心中暗暗涌出一股诧异：东陵神族，他们怎么来了？
神迹还未开始，按道理来说，现在的东陵神族内外应该是忙得不行，一边要接待从四境之中远道而来的客人，另一方面要去布置好神迹所举行的场地。虽然心中疑惑，但万奇欧率领着一众长老们还是上前笑着迎接道：“原来是风老哥呀！”眼前这中年男子，明明年龄看上去比莫奇欧还要小上不少，莫奇欧却要称呼为老哥，那是因为此人乃是东陵神族大长老东陵长风。此人年纪轻轻坐上大长老之位，手段自然是不一般，其修为更是至尊境，比自己还要高尚一些，这么称呼也未尝不可。苏九哥仔细地打量了一眼几人，心中微微了然，原来是东陵神族的大长老和这一代的天子天女。苏九哥打量着对方，同样的，坐在首座的他自然是也显眼无比。东陵长风身后的那五媚女子也注意到了他，当见到苏九哥那俊美妖邪的面容时，美眸不禁隐隐闪烁，红唇微张，显得有些意外。好特别的男子，尤其是苏九哥身上那股与生俱来尊贵与霸道，仿佛有种魔力一般，令人心生向往。东陵长风笑呵呵拱手道：“诸位莫奇神族的长老们，我此次突然前来拜访，不会太过冒昧了吧？你自己都已经先斩后奏了，我还能说什么？”心中匪负，但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万奇欧闻言笑着回应道：“哪里哪里，东陵大长老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也不知他们此次前来所为何事。”万奇欧看了眼身后那面冠如玉的紫衣青年与五媚女子，像是想到了什么，有些疑惑的喃喃道：“这二位，莫非……哈哈，他们是我东陵神族这一代的天子与天女。玉青青，还不见过诸位前辈。”东陵长风看了眼身后二人，淡淡的说道。子服青年东陵玉有些不悦的暗暗啧的一声，眉宇有些高傲的拱了拱手，也没有说话，算是拜见了。万奇欧等长老们见状脸色有些难看，好狂妄的小辈。而东陵青青就不这样了，他缓缓小步上前，伴随着一阵风，十分得体的欠身道：“东陵神族天女东陵青青，见过诸位莫奇神族长老们。”语气柔和平缓，夹杂着一丝娇糯的味道。万奇欧摸了摸胡须，看了眼二人，笑着说道：“哈哈，看来东陵神族这一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啊。”两人如此年纪轻轻便是神王境9重的修为，东陵家这次对神斗可谓是势在必得。听到这，东陵玉表情显得更为高傲了。也是，这般年纪便神王境9重的修为，的确算得上天骄了。但跟自己身后这位弟子，甚至是莫奇空那个家伙相比，还是远远不够。莫奇欧知晓苏九哥与万奇空的修为，两人皆是入圣境的实力，从境界上来说，完全碾压东陵玉和东陵青青二人。看来此次神斗，作为东道主的东陵神族是根本不足为惧了。念及此处，莫奇欧笑意更为浓烈了。他让声道：“风老哥请坐。”东陵长风微微颔首，带着身后二人来到店内。当看见坐在首座正在静静喝茶的苏九哥时，微微一愣。这位是……哦，这位公子啊。万奇欧看了眼苏九哥，笑着解释道：“这位可是诸天万界之中地族徐家的弟子。这位徐弟子远道而来，是来太古仙域历练的。”诸天地族。东陵长风眼神微眯，来了一丝兴趣。他身后的东陵玉也是紧盯着苏九哥，当见到身旁东陵青青那好奇无比的眼光时，眼神略微的有些不悦，有些挑衅似的开口道：“哦，地族弟子，诸天的大帝不是早就都死绝了吗？哪来的什么弟子？来我太古仙域做什么？莫奇长老，我看你们不会是被什么无名之人给诓骗了吧？”这莫奇欧闻言脸色微变，暗道不好。他看了眼苏九哥，见他面无表情，有些不悦的开口说道：“这就不劳烦东陵天子操心了。开什么玩笑，自己好歹也是万奇神族的二长老，虽然万奇神族实力比不得东陵神族，但也弱不了多少。眼前这位徐弟子也就算了，一个小辈也敢这么跟自己说话，所以莫奇欧自然是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东陵长风也是人精，见状打着哈哈大笑道：“哈哈，玉不得无礼。”东陵玉是父亲。父亲。在场众长老们诧异。东陵长风笑呵呵地说道：“既然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不知这位弟子大人在太古仙域之中玩得可还尽兴？”苏九哥淡淡道：“还行吧。”东陵长风点点头，也没有在意苏九哥的冷淡，找了另一处位置坐下。在他眼里，什么诸天地族早就已经没有大帝存在，名不副实了。眼前这位弟子恐怕也只是空有一个名号而已。而一旁的东陵玉却有些不喜了，眼眸中闪过一丝阴霾。以自己父亲的身份，还要给这名不副实的弟子让座？哼！他冷哼一声，父亲在场也没好发作。倒是一旁的东陵青青似乎对苏九哥很感兴趣的样子，他直接找了个位置在苏九哥身旁坐下，美眸好奇无比地盯着苏九哥。因为穿着低襟的原因，可以很好的看清楚那两团雪白的峰峦。东陵青青也丝毫不避讳，开口问道：“喂，你真是地族弟子吗？诸天，我还没有去过呢，那里比起太古仙域来说怎么样？好玩吗？”他讲话娇糯嗲嗲的，身上那好闻的香味弥漫。苏九哥根本懒得搭理他，自顾自地喝着茶。东陵青青见状鼓了鼓嘴，有些不悦地娇哼了一声，自己好歹是东陵神族的天女，什么年轻俊杰没有见过？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过过了一会，他还是有些忍不住心底的好奇，美眸直勾勾地盯着苏九哥的侧脸，也不吭声，就这么看着他。许久，才悠悠地说道：“你长得还挺好看的。”苏九哥闻言瞥了他一眼，哪里来的花痴？东陵神族之人都是这种货色吗？这一幕被一旁的东陵玉给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此刻肺都要气炸了。东陵青青可是东陵神族族长之女，自己身为大长老之子，无论是从身份还是地位上来说，都和他是绝配。所以东陵玉是绝不容许有任何除了自己以外的男子染指东陵青青分毫，就算是多说两句，也会引得他嫉妒无比。可东陵青青哪里会在意这些？他对东陵玉压根都无感。见苏九哥依旧是不理自己，东陵青青自感无趣，也没有再多问什么，而是拨动着自己的发丝，思索着什么。
而另一边，万奇欧正与东林长风有说有笑的在说些什么。东林长风打量着四周，笑呵呵的说道：“欧老弟，怎么不见你足天子莫奇空呢？这名字近来可谓是在我太古仙域之中传得火热，就连我也曾听过呢。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令人叹为观止。”万奇欧脸色一黑，看着眼前这笑盈盈的东林神族大长老，恨不得一大逼都呼他脸上。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他自然明白东林长风说的是哪一件事。万四空的击杀同族之人，争夺天子一事，这件事闹得可不小。神族之内就算是有所争斗，也不会将这种事给摆上台面。而莫奇空那个家伙倒好，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出手。天子之位的竞选可谓是邀请了不少宾客，可没把其他神族之人给看傻。莫奇欧十分勉强的笑了笑，随后说道：“风老哥说笑了，家丑而已。”东林长风似乎还浑然不知，说道：“哎，哪里，贵族万奇空年纪轻轻，血气方刚，这自是少年心性。倒是这天子之位让真被他夺去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明里暗里都有些讽刺的意味。万奇欧脸色难看无比，怎么，今我莫奇神族是招你惹你了？他怎么感觉这个东林神族的大长老有些来者不善呢？莫奇欧转移话题道：“不知风老哥此次前来是所谓何事啊？神迹这般重要之事，难道都不需要风老哥你亲自镇守了吗？”东林长风看着他，突然大笑一声：“哈哈，无妨，神迹一事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不劳烦欧老弟你操心了。我此次前来，一是你我哥俩许久未见，我想前来拜访；二是的确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搞得我东林神族可是有些不得其解，特意前来询问一番。”哦，万奇欧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明所以的说道：“什么事？请讲，我等必然知无不言。”东林长风俯首道：“哈哈，这样自然是最好不过。欧老弟，我想问一问，你们可认识这个人啊？”东林长风朝着一旁的东林玉使了个眼色，缓缓说道。东林玉点点头明悟，他嘴角扬着冷笑，轻轻摸了一摸食指上的扳指，嗡，一道光芒闪烁而起，从中一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少年被扔了出来，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在场之人无不震惊，死，好狠的手段！那少年修为尽废，浑身的骨头几乎都被打碎了，而且在其身上烙印着一块接着一块的烫伤疤痕，流淌出的血迹都已经凝结成块，与那残破的衣裳粘在一起。少年眼中灰暗无神，瘫软在地上，身散发着一股阴暗潮湿腐烂尸体的恶臭。若非是看得出还有一丝气息，在场之人还以为这是一具尸体。东林玉皱了皱眉额头，有些嫌恶地拍了拍手，试图驱逐一些臭味。在场的长老们看着眼前这凄惨不已的少年，蹙了蹙眉头。万奇欧有些疑惑地说道：“风大长老，你这是何意？”何意？东林长风看向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大笑一声说道：“难道诸位从未见过这个少年吗？”万奇欧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满是不解道：“什么？”东林长风缓缓抬起手，地上的胶直接被凭空给托付而起，凌乱肮脏的黑发垂落，从正面更为直观的看，更为令人心悸。浑身上下满是淤青，伤口中甚至还有蛆虫在蠕动，双脚被拧成了麻花，没有一处完好。东林长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诸位长老们不妨好好看看此人的脸后再做定论。”此刻，另一边的苏九哥底眸微微眯起，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因为那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那日从采石渊之中所解放出来的奴隶，拥有藏神体的未来反派。骄傲！在场的一众莫奇神族长老们有些不明白东林长风的意思，饶是莫奇欧也是盯着焦，一脸古怪地说道：“此人，老夫倒是真的没有见过啊，你们见到过吗？”万奇欧转头看向一众长老们，在场的长老们面面相觑，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疑惑不解。“我没见过，此人是何人？长风长老要这么对待，莫非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场的长老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竟无一人认识。自焦出现的那一刻，东林长风的目光就没有从这群长老们身上收回来过。他皱了皱眉头，发现在场长老们的反应与脸色都没有丝毫的异常，暗暗想到：莫非真的老祖搞错了？自己此次前来，明面上是为了带着族中天子天女前来拜访，看起来不那么的突兀，实则却是调查一下这少年招供口中莫奇神族之人，究竟是不是那日杀了东林神族采石渊不少人离去的仇人。莫奇欧，风老哥何故如此？有什么事大家敞开了说不好吗？到了现在，莫奇欧如何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这哪里是什么拜访，分明就是前来兴师问罪的。东林长风冷哼一声，也不再相瞒，眼神冷淡地说道：“诸位，实不相瞒，此人乃是我东林神族采石渊之中的一个奴隶。”奴隶？在场之人愣了愣。东林长风接着道：“哼，这个奴隶可不一般，此人可是趁乱带领着我族一处采石渊之中的所有奴隶逃跑，除了少数的漏网之鱼没被抓到，剩下的都已经被我族给抓回来了。”哦，还有此等事？莫奇欧微微有些诧异，看着眼前模样凄惨的焦，这孩子看上去年纪不大，想不到竟然能够做出这般事。既然人都已经找到了，那不知风老哥给我们看是为何？难不成风老哥是认为其余那些没有找到的奴隶都在我们这？万奇欧有些不悦道。东林长风看了他一眼，笑道：“非也，奴隶逃跑一事，这当然是件小事，就算是贵族真将剩下的奴隶给收留，那又有何不可？想必诸位都知道采石渊对于我等来说是什么地方，每一处采石渊可谓都是有着重兵把守，诸位为何不想想，这群奴隶就算是暴乱造反，负隅顽抗，又有什么用呢？”莫奇欧眼眸微眯，像是想到了什么，沉声道：“风老哥，你的意思是有人相助劫走了他们？”正是。说到这，东林长风的语气不由得大了一些，他紧盯着在座的一众长老们，是要看到其中某些人做贼心虚的表情，大声道：“最为令人发指的是，我族采石渊中所看守这群奴隶的神将损失了足足100名，
还有一位至尊境老祖与圣境大能。什么？在场众人闻言，无不面色大惊，连至尊境老祖都死了。万奇欧浑身一震，心中大概是知道为何东陵神族会在这个特殊时间点还派遣族内大长老前来了。一旁的东陵玉冷笑一声，苏九哥面无表情，饮用着茶水，而东陵青青一直都盯着苏九哥，想到苏九哥之前那略微有些愤怒的表情，悄咪咪地凑了过来，笑嘻嘻地说道：“喂，我说你是不是认识那个被我族老祖所捉住的少年？”苏九哥右手一顿，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被他很好的掩藏了下来，第一次转头看向了东陵青青。水蓝色亮丽的衣裙，坐在凳子上那丰腴诱惑的身材，以及所露出白里透红的香肩，外加略施粉黛姣好的面容，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尤物。苏九哥眼眸平静地盯着他，缓缓开口说道：“有些话可不能够乱说。”东陵青青闻言掩面一笑，饱满的峰峦起伏，笑得花枝招展，一颤一颤的。哥，他凑近了一些，口吐如兰，轻声说道：“我说，这位弟子大人，你刚刚的表情可是已经出卖你了哦。不过你放心，我可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会乱说的。老实说，作为东陵神族族长之女，自幼娇生惯养惯了，被保护得很好。对于这些奴隶，他甚至还有一些同情之心。老圣母了，也不明白三爷爷为什么要这么做，人又不是这少年杀得。”东陵青青用手托着腮帮子，有些不满地嘟囔道。苏九哥瞥了他一眼，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眼眸闪烁，思索了起来。葬神体的娇吗？他在思考，一个未发育起来天命反派，到底值不值得自己的培养？身怀太古仙域内最强体质葬神体，娇毋庸置疑，潜力巨大，甚至强于不少天命主角。而且葬神体唯有娇修炼到虚神境时，方才能够觉醒体质，在这之前跟凡体无异，自己根本无法剥夺。无论是怎么考虑，苏九哥都必然不可能让娇就这么轻易的死了。苏九哥手指轻轻敲着桌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两人的交谈可谓是被东陵玉给看在眼里，搞得他十分的不爽。平日里无论自己怎么示好东陵青青，都对自己爱答不理的，可如今竟然对一个来自诸天名不副实的弟子这么示好，让东陵玉妒火中烧，有些愠怒地说道：“青青，你与那外族之人有什么好说的？”东陵青青闻言一愣，随后美眸有些嗤笑地看着他说道：“我跟谁说话，你管得着吗？他长得俊俏，本姑娘乐意。”你……东陵玉脸色一变，嘴角略微地抽搐了起来。想他东陵玉好歹也算是神族之中风度翩翩的美男子，难道还不如一个外族之人？想到这，东陵玉看向苏九哥的眼光变得十分不善了起来。苏九哥不禁无语，禁忌神族的女子都是这么的毫不掩饰奔放泼辣的吗？南宫琴上是如此，这东陵神族的天女也是一样。对于东陵玉那仇视的目光，苏九哥根本就毫不在意。一个神王境9重的蚂蚁，若是惹得自己不顺眼，一巴掌拍死就是了。而另一边没发现什么所以然的东陵长风虚伪地抹了抹眼泪，冷声道：“敢杀我东陵神族这么多族人，莫非是真当我东陵神族是好惹的？苍玄老祖已经下令，无论是谁都必须付出代价。”语气霸道，至尊境的威压释放而出，磅礴无比。这句话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莫奇神族所说的。万奇欧脸色变了变，感受到了东陵神族的决心，额头不禁浮现出密汗，有些尴尬地说道：“风老哥说的在理，可就这一点信息，连那出手之人都不知是谁，我万奇神族恐怕也帮助不了贵族什么。若是有需要，我等必然全力相助。”东陵长风闻言似笑非笑地看着莫奇欧，说道：“谁说我东陵神族不清楚那出手之人？那小子已经招供了，能够一下子覆灭我东陵神族采石院那么多人的，在这太古仙域之中，也唯有同为神族之人方才能够做到。不好！”莫奇欧心中涌出一股巨大的危机感，试探道：“是谁？”听及此处，苏九哥面色平静，仿佛整件事与自己无关一样。虽然是自己做的，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对方从头到尾的目的都是莫奇神族。东陵长风面色平静地开口道：“那小子招供的是万奇神族。”唰！此言一出，在场的一众莫奇神族长老们都统统起身，面色难看无比地呵斥道：“东陵长风，你可不要信口开河，污蔑我莫奇神族！”“没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看你是过来挑事情的吧？我莫奇神族可绝对不会干出这般事情。”东陵长风一来，便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针对的意味，这让在场的万奇神族长老们憋了许久，终于忍不住就此爆发。莫奇欧瞳孔一凝，怒喝道：“你们想做什么？都给我坐下！这么做，无异于是将整个莫奇神族推入火坑。”见万奇欧发话，一众长老们十分不情愿地站在原地没有动作。“我说给我坐下，难道连本长老的话都不打算听了吗？”万奇欧恼怒，似乎对这种场面早有所料。东陵长风状貌不惊地淡淡道：“欧老弟，我也不过是随口说说，连我族老祖都没有盖棺定论，你族的长老们怎么反应这么大啊？”一旁的东陵玉冷笑道：“想来应该是做贼心虚吧？”莫奇欧脸色难看无比，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沉声道：“风老哥，我等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件事与我莫奇神族绝对是没有一点关联。你也知道，我莫奇神族才刚到此地不久，怎么可能去你东陵神族采石院？”东陵长风小饮了一口茶水，点点头道：“我知道，所以此次也仅仅是我一人前来。若真是确定了是你莫奇神族所为，那来的可不就是我一人了，而是东陵苍玄老祖。”东陵长风双眼微眯，开口道：“这是我东陵神族唯一得到有效的信息了，还请欧老弟你见谅。若是错了，我东陵神族必然会道歉的。”东陵苍玄，莫奇欧身躯一震，眼眸阴晴不定地说道：“要我莫奇神族怎么证明？这里是东陵神族的地盘，此行莫奇神族来的修为最高的就是自己，完全不可能大动干戈。”但这股屈辱还是被莫奇欧给狠狠地记在了心里。场面一时间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在行的莫奇神族长老们就没有一个好脸色的，皆是面色不善地盯着莫奇欧。
一旁静静听着的苏九哥皱了皱眉头，有些诧异看了焦一眼。全场之中，唯有他清楚的知道，这一整件事跟万骑神族可谓是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日的焦哪里知道什么神族之人，无非就是偶然间听到东陵三祖交谈的言论，暗暗记下了莫骑神族这个名字罢了。三祖性情暴虐，在抓到这些逃跑的奴隶后，几乎毫不留情的全部处死了，就留下一个焦还活着。这下可好了，万骑神族属实是无妄之灾，可谓是黄泥掉裤裆，不是稀也是稀了。东陵长风闻言一笑，俯首道：“简单。诸位长老可能是贵人多忘事不记得了，但这孩子可不同，让他醒来，一个个的指认不就好了？若真与诸位长老们无关，我等自然会离去。”混蛋！你东陵神族真是好大的本事！有脾气暴躁的长老忍受不了了，怒声道：“是真不将我莫骑神族当人看啊！这件事待回族之后，我一定会一五一十的告知给族长大人。”东陵长风摊了摊手，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笑眯眯的说道：“但说无妨。”莫奇欧深吸一口气，紧闭着双眼，眼皮轻颤，他的拳头捏得死死的，冷声说道：“东陵长风，这件事我莫骑神族记下了。”他连风老哥都不称呼，可想而知是有多愤怒。此事过后，无论是不是他万骑神族做的，两族之间相互结怨是肯定避免不了的事情。莫奇欧有些屈辱的妥协道：“那就让那奴隶醒来指认吧。”东陵长风淡笑道：“玉。”东陵玉点头，把玩着手中的扳指，咧嘴冷笑一声。一道来自于神念的攻击直接没入了已经被折磨昏迷的焦脑海之中。焦的身躯早就破烂不堪，若是再进行什么折磨，只怕是会承受不住死亡，所以神念攻击自然是最好的手段。呵呀！这道神念攻击就像是数万根银针生生地扎进了自己头皮之中，刺痛至极。焦眼皮狂颤，猛地睁开了双目，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声。他又眼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血丝，瞳孔似乎都要瞪出来了一般，而另一只眼更为的恐怖，竟然是黑漆漆的一片，空洞无比。左眼的眼球被挖了，焦额头浮现出密汗，整个人被某种力量吊起在半空之中，披头散发的低着头，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声音沙哑，像是野兽一般。哈哈！东陵长风眼神冷漠至极，根本就不给他任何缓和休息的机会，直接动用力量强行将焦的头给抬起。焦痛苦的刚想闭上眼，可脑海中顿时又传来那剧烈的刺痛之感。啊！一旁的东陵轻轻蹙了蹙秀眉，不再去看这一幕。东陵长风脸色淡漠，缓缓开口道：“我记得你叫焦对吧？这里在座的都是莫骑神族的诸位长老们。你既然说是莫骑神族之人做的，今日我带你来了，你且就给我好好的指认一番。那人是谁？”焦脑袋昏昏沉沉的，缓缓抬起头，眼眸满是仇恨的紧盯着东陵长风，没有说话。东陵长风丝毫不在意的他的目光，对自己而言，一个蝼蚁有什么可怕的？他咧嘴一笑，威胁道：“留你一只眼，就是为了方便你指认人。我想你应该知道，若是不听话，那些跟你一样同为奴隶之人会是什么下场？当然，我也同样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说出那日出手之人，待回族之后，我便会请求老祖放了你们一种奴隶，还给你们一个自由身。打一棒子给一个枣，这是他最为惯用的手段。”焦闻言脸色变了变，声音沙哑的说道：“当真？”东陵长风笑盈盈的说道：“在座这么多神族长老们看着呢，对我神族而言，你们无非就是几只蚂蚁而已，放了再抓些回来就是了。睁大你那右眼，给我好好看看吧。”焦沉默了起来，眼前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但既然这人都这么说了，自己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活着的机会，无非就是狗咬狗而已。在焦眼里，神族之人都该死。焦的目光缓缓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莫骑神族长老们，在场的长老们一时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明明这件事不是他们所做，但在东陵长风这般强势的压迫下，依旧是让不少人心惊肉跳的，生怕遭受这无妄之灾。当焦的目光停留在苏九哥身上时，他瞳孔一缩：“是他，恩人。”同样的，苏九哥也在看着他。焦心里大震，像是想到了什么，赶忙低下了头。在场众多长老在这，哪一个不是人精，自然是察觉到了焦的异样。哦，东陵长风的声音拉长，饶有兴趣的看向了九哥。怎么，你一个小小的奴隶，莫非是认识这位身份尊贵的弟子大人？这位可不是莫骑神族的人。东陵长风眼睛微眯，目光有些不善地打量着苏九哥。苏九哥依旧是一副淡然自若的模样。焦心里咯噔一声，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眼神中满是仇恨地说道：“哈哈，我笑着在场的神族之中，怎么还混进了一个神族的走狗？这里可没有那日我采石渊中所见到之人。”焦凝声笑道，那一只血红的眼睛显得格外的瘆人。虽然不知道为何自己的恩人会出现在这里，但焦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牵连到苏九哥。自己被抓全是因为实力弱小的原因，但那日没有苏九哥的出手，哪怕不是为了采石渊中的奴隶，也的确给了自己一个自由的机会。在场的一众莫骑神族长老们在听到这句话后松了一口气。东陵长风脸色也唰的一下阴沉了下来，他目光不善，沉声说道：“我劝你最好说实话。”东陵玉在旁轻轻转动手中扳指，焦顿时脸色煞变，痛苦至极的紧咬着牙冠，喘着沉重的粗气，不然自己叫出来。东陵玉见状眉头一挑，有些戏谑道：“还挺硬气的，那这样如何？”屈指一弹，直接射出一个细小无比的蛊虫，没入了焦的口中。这蛊虫名为融血蛊，能够一点一点地吞噬掉中蛊之人的五脏六腑。腹部传来如刀绞般的疼痛，焦疼的面目狰狞，满头大汗。东陵长风见状也没有制止，而是淡淡的说道：“我劝你最好想清楚，再回到我。”一旁的东陵青青见状，美眸嫌恶无比的看着东陵玉。这个家伙表面人模狗样的，实则最为用这些阴险无比的手段，跟他父亲东陵长风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焦大口大口的喘气，依旧是坚定无比的寒声道：“没有。”东陵长风皱了皱眉头，刚想出手，身旁的莫奇欧便传来不悦的冷哼声：“哼，
长风长老，我看你是铁了心的，想将这屎盆子扣在我万骑神族身上是吧？难不成他还会骗你不成？这般逼迫指认的行为，请恕老夫拒绝。东林长风停了下来，笑呵呵的看向了莫奇欧，开口道：“欧老弟说的也是。”苏九哥喝着茶，不动神色的给娇传音道：“待会我会让一个人过来，你指认他就行了，其余的就交给我。”自己刚刚之所以冷眼不出手，那便是想看看眼前这天命反派究竟会不会供出自己。若是招供了，苏九哥不介意让尹老出手，将这东林神族前来的长老给送走。苏九哥望向东林长风的方向，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在东林长风身后的空间里，隐藏着一丝气息都没有泄露的尹老存在。作为苏家的影子，更是被自己老爹亲自培养了一段时间，尹老的实力能够无声无息地暗杀任何一个至尊。早在东林长风坐下之时，尹老就给苏九哥传讯，只要弟子一声令下，他便有100%的机会瞬杀东林长风。当听到这不知从何处响起的声音后，焦心里一惊，这声音是恩人。焦看了眼正在喝茶的苏九哥，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装作痛苦的模样，点了点头。苏九哥见状咧嘴一笑，可真是个聪明的家伙。场面一时间有些僵持，东林长风与万奇欧两人皆是藏着自己的算盘，没有说话。这时候东林玉开口了：“父亲，会不会那所谓的凶手根本就不是默契神族？”东林长风脸色有些阴沉，摇了摇头，也不避讳的解释道：“绝无可能，老祖的回溯神通虽然失效，但也依旧是勘察到了那凶手就在这天域城之中。东林玉、青天神族、北冥神族也到了，就在这天域城中。”莫奇欧拿起茶，小抿了一口，淡淡道：“若是没有别的事话，长风长老还是带着你族的天子天女请回吧。”他开始下逐客令。东林长风眼皮颤了颤，思来想去，觉得东林玉说的并非毫无道理，看来也只能如此了。东林长风缓缓起，脸色有些难看的拱了拱手道：“这次登门倒是我唐突了，欧老弟，你不会见怪吧？”莫奇欧冷笑道：“这话你还是跟我族长去说吧。”他丝毫没有给东林长风面子。笑话，别人都踩到自己头上了，还不允许有脾气了。东林长风拂袖一哼，没有再说话。玉青青，我们走。啊，这么快就走吗？东林青青闻言有些遗憾，看了眼一旁的苏九哥，我还没有玩够呢。这时观望许久的苏九哥有些兴致缺缺的打了个哈欠，慵懒道：“哈，无聊。莫奇兄还没有出来吗？都这么久了。”此言一出，在场的默契神族长老们脸色微变，东林长风更是浑身一震，像是想到了什么，止步不前，转过身悠悠道：“对啊，欧老弟，说来也奇怪，为何从我们到来时就一直未曾见到你默契神族的那位天子啊？难道那位默契公子没有一同前来？”他忽然想到，在场之中的默契神族之人根本没有全部到齐，哪怕是一点线索，他也不想放弃的说道：“欧老弟，这就是你的不厚道了。我特地带着我族天子天女来拜访，怎么你默契神族天子要藏着掖着，不让我等见一见？”东林轻轻嘟囔着嘴，思索了一会道：“默契天子，我记得是叫默契空吗？”东林玉在旁不屑至极的笑道：“一个血脉不纯的家伙罢了，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成为默契神族天子的。我看默契神族是真的没落了。”默契欧嘴角抽了抽，有些幽怨的看了这位弟子大人一样：“徐弟子啊，你说你坐在那喝茶不好，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自己等人好不容易都要送走这尊大佛的，现在可好，对方的眼神明显是见不到人不肯走了。泥菩萨上有3分火气，更何况是默契神族的长老默契欧。”万奇欧极度不满的说道：“长风长老今日是真不打算走了？”东林长风笑着道：“先见见贵族这位天骄，再走也不迟。反正天域城这里是他东林神族的地盘，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默契神族本就有所不如东林神族。”万奇欧深吸一口气，眼中充满着怒火道：“去喊万奇空过来，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在我这默契神族这里找到所谓的凶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身旁的一位默契长老匆匆而去，东林长风又重新坐回到了位置之上，在等待的期间聊起了苏九哥。他笑眯眯地说道：“多亏了这位弟子大人，否则让我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来，这位诸天弟子，今日我便以茶代酒，敬你一杯。”说着，东林长风一口饮尽，看上去没有一点大长老的架子。苏九哥淡淡道：“不必了，神族大长老的敬茶，本弟子可担待不起。”东林玉不爽道：“你什么意思啊？自己父亲这么给他面子，竟然反过来不给父亲面子，一个名不副实的狗屁弟子，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东林玉，你的确是担待不起。苏九哥并没有因此而动怒，反倒是笑了笑，说道：“敬的人又不是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也不是所有人都配与本弟子敬酒的。言下之意就是不光是你，连你父亲神族大长老也没有这个资格。玉不得无礼。”东林长风也不动怒，大笑一声道：“哈哈，不愧是诸天的弟子，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傲气。”苏九哥闻言有些无语，真要论起年龄，帝洛时期的自己可谓是在场所有人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东林玉有些不解，可很快便接收到了父亲的传音。此人来自诸天，虽地族已经没落，但重新回到诸天是无族一直想要做的事。玉你不妨与此人交好，日后也好为我东林铺路。老实说，对于苏九哥的身份，东林长风并不在意，但在现在的太古仙域里，没有哪个神族不想要与外界沟通交流。诸天万界所有资源加在一起，论丰厚程度，是太古仙域千百倍。太古仙域因为过多的透支和10万年的消耗，现在的天材地宝依旧修炼用的仙品灵石早就大不如从前，否则也不至于用神斗来决定资源的分配。东晋4神族之所以那么强大，那便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与外界有所联系，有着相应的渠道。之所以心里看不起，但表面对苏九哥客客气气的，也是因为诸天的资源让东林长风眼馋不已。若是自己能够找到渠道，
到那时候，这东陵神族族长之位说不定也将是自己的。在听到父亲的传音后，东陵玉表情不悦地哼了哼，跟卑贱的人族交好，就凭他也配？东陵玉是典型的新生代神族，一直以来都不将妖兽一族与人族放在眼里，视为奴隶。东陵长风见儿子这般模样，无奈地笑了笑，真是被自己给宠坏了。东陵长风十分不要脸的当着一众末期神族长老们的面开始挖起了墙角，笑着说道：“徐弟子不远万里前来的，这个地方实在是有些太狭隘了，不适合弟子您的身份。在这天域城之中，乃是我东陵神族说了算，弟子一会不妨随我等去族中坐一坐如何？”苏九哥眉头一挑，嘴角微微扬起，淡笑道：“这是何意？”万期神族的长老们闻言后，脸色跟吃了屎一样的难看。莫奇欧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怒瞪着东陵长风。他可是清楚的知道，苏九哥身份地位的，并不是名不副实的地族弟子，一位至尊境的跟随者都自称是家奴。你跟我说，诸天之中有哪几个已经没落的地族能够做到？这王八蛋，脸都不要了！莫奇欧忍不了了，徐弟子是我莫奇神族的客人，更是我族天子的挚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次神斗便是由我族天子和这位徐弟子参加。东陵长风，你来我这平白无故的冤枉人就算了，竟然连这位徐弟子你都想要带走，未免有些太过吧？还有这种事？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人都有些诧异。东陵轻轻张了张小嘴，惊讶地看着苏九哥道：“你要代替莫奇神族参加神斗？”他倍感诧异。东陵轻轻美眸晶莹闪烁，有些好奇地说道：“那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对手了吗？诸天之人要参加我竞技神族的神斗，这未免也太过有趣了。”东陵长风笑盈盈地说道：“莫奇神族真是又做了一件让大家都感到诧异的事情。”万奇欧冷哼道：“那又有何妨？反正神迹之中也没有规定不允许外人参加。”东陵长风俯首，笑意更加浓烈了。确实如此，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四周，淡淡的说道：“但我不过是想邀请一下这位弟子大人前来无族做客而已，想来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吧。”因为莫奇欧说苏九哥是此次代表莫奇神族参加神斗的原因，这让东陵长风对于苏九哥更加好奇了，眼眸微眯，闪过一丝诧异，自己竟然感受不到此人的修为，能够让莫奇神族同意，看来眼前这个所谓的诸天弟子，恐怕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东陵长风暗暗想到，徐弟子以为如何？苏九哥脸色平静，说道：“看心情吧，哪怕眼前之人是竞技神族的大长老，也没有给面子。”东陵长风眯了眯眼，笑而不语。他转移话题道：“欧老弟，你族那位天子还没有来吗？我等可是等候的有些久了啊。”莫奇欧知晓莫奇空是因为他妹妹的事情有所耽搁，开口道：“我族天子有些事要处理，应该很快就来了。”场面无话，一时间变得沉默了起来。终于，门外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莫奇空从屋外大步走了进来，他脸色不太好看，显然是还惦记着妹妹的事情。刚一进入，苏九哥之前所交给自己的那块废灵石便闪烁起了一丝漆黑的光芒。莫奇空一怔，脸色顿时大变，这是感召之石。他立刻看向在场的一众长老们，当看见东陵神族来人时，眼神大震。莫奇欧不冷不热道：“过来吧，还不见过这我东陵神族大长老，他们找你有点事，有事找我？”莫奇空皱了皱眉头，他的心思还在那感召之石上。按照徐弟子所说，感召之石能够感受到诅咒之力的存在，在这府邸内，除了自己妹妹以外，竟然还有另外一道诅咒的气息，这让莫奇空提起了12分的警惕，因为出现在这里的第二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想要谋害自己妹妹的真凶。见莫奇空一动不动的，东陵长风仔细打量着此人，一旁的东陵青青与东陵玉也同样是如此，像是发现了什么。东陵长风忽然悠悠道：“欧老弟，看来你族内这一代的天子可不简单啊，年纪轻轻便已经达到入圣境的修为，连本族的天子天女都有所不如，怪不得老早便有传说，莫奇神族这一代天子虽然血脉不纯，不是正统之人，但其天赋强大无比，魄力让莫奇空成为天子，这是有原因的。”莫奇欧冷漠地回应道：“长风长老，我族天子以来，这下在场的可全部都是我莫奇神族之人了，你且让那少年好好看看，我族天子究竟是不是那真凶。”哼！莫奇欧一点也不担心，万奇空天赋实力虽强，但现在也不过才入圣境的修为，根本杀不了那么多竞技神族的精锐，更别提还有一位圣境和至尊了。万奇欧脸色有些茫然，什么真凶？长老们是说了什么吗？为何这东陵神族又会出现在这里？心中有100个疑惑，莫奇空还是很有礼节的上前拱了拱手，在下莫奇神族天子莫奇空，见过东陵大长老。东陵长风，随便坐，好像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一般。莫奇空点点头，故意朝着在场一众人的位置走过，停留几秒。按照徐弟子所说，这感召之石越靠近那诅咒之人时，便会变得越发的浓郁。他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寻找一番。一旁的苏九哥咧嘴一笑，送入一道神魔之气，无声无息的渡了过去。当莫奇空来到东陵玉身边时，感召之石迸发出了前所未有赤亮的漆黑光芒。万奇空面色大变，瞪大了眼睛看和东陵玉。东陵玉自持甚高，以他的身份，自然不屑于一个血脉不纯之人交好，但依旧是发现了莫奇空腰间所闪烁着的黑色光芒，有些玩味的说道：“莫奇空，你腰间的光芒是什么？怎么连自己的法宝都掌控不了？”莫奇空看着他，皱了皱眉头道：“东陵天子。”无论他怎么看都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只是单纯的在东陵玉身上感受到很大的敌意。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无冤无仇的，可是感召之时偏偏在经过他的地方变得最为的浓烈。思来想去，万奇空打算暂时缓缓，他来到苏九哥身旁的右手边，找了个位置坐下，随后朝着苏九哥点了点头。莫奇空暗暗传音道：“徐兄弟。”苏九哥地眸微眯，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怎么？”莫奇空：“就在刚刚，我的感召之时闪烁了，此地有对我妹妹下手的凶手。”苏九哥会不会是搞错了？也许那诅咒之力是你妹妹身上所传来的，也说不定。
他好心提醒道：“万气空，这不可能。早在我离开妹妹一定的范围后，感召之时便无法让我感受到妹妹的气息。徐兄，这感召之时真的没有问题吧？”莫气空有些怀疑，接着确认道。苏九哥闻言一笑，说道：“莫七兄，放心吧，货真价实。”莫气空点了点头，他手里紧紧握着感召之时，盯着对面的东灵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倒是让东灵玉被这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了，紧皱着眉头冷哼一声，转过头去。这莫七神族的天子是不是有病？不然总看自己做什么？东灵轻轻发现了这一幕，凑了过来说道：“我发现不仅是你，怎么连莫七家的天子都那么奇怪？”莫气空，我记得你总盯着东灵玉那个家伙做什么？莫气空收回了视线，开口说道：“没什么。”而另一边，见族中天子已到，万奇欧冷冷地说道：“长风长老，我莫七神族这次神迹之人都到此处了，还有一些我族小辈们，用不用我将他们也一并叫过来？”莫奇欧讽刺道。东林长风笑呵呵抬手：“这就不用了。”他转身看向了焦，淡漠地说道：“焦，人已经来了，你给我好好看看，此人是不是那日你所见到之人？”莫奇空不明所以，喃喃道：“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怎么感觉自己在陪妹妹的这片刻时间里，这里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一般？”焦点了点头，看向了万气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但却按照苏九哥的意思，摆出了一副满脸震撼的神情。不得不说，反派果然都是演戏的一把好手，哪怕是焦年纪不大，也依旧是装的有模有样。那表情一露出，便立刻被在场所有人给捕捉到了。东林长风眼神闪过一丝不善的目光，表情变得格外玩味了起来。东林玉也是从凳子上微微坐起，开始冷笑了起来。万奇欧等一众长老们见此一幕，瞳孔一凝，心中暗道一声不好。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够看出来焦看向莫气空的表情不太对劲。焦自己也像是发现了什么，很快收敛起了失态的表情。在这时刻，东林长风也没有着急，而是小饮了一口茶水后，不紧不慢地说道：“焦，不着急，人就在这里跑不了，你给我好好看一看，然后再告诉我此人你究竟认不认识。”这点小把戏自然是瞒不过自己的法眼。苏九哥见状，眼眸浮现出一丝不可察觉的笑意，看来倒是自己低估了焦。本以为焦无法装得很好，想不到竟然表现得这般出色。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万气空身上，万气空明显感觉到了场内的气氛逐渐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你们都看我做什么？再加上焦那复杂无比的表情，万气空很想说一句：“不是，我认识你吗？”焦深吸一口气，随后恭敬地朝着东林长风说道：“大人，那日出现在采石渊之人就是他。”语不惊人死不休。东林长风就像是早有所料一般，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小沏着茶，缓缓说道：“哦，还真被你给找到了呀？怎么现在肯称呼我为大人了？”焦脸色平静道：“在场这么多神族长老在此，我希望大人先前所说，事后放了我等一众奴隶之言算数。别说莫气空是神族人，陷害他焦本就毫无愧疚，就算是苏九哥现在要他去死，焦爷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这一番之言合情合理，焦本就想为同为矿场的奴隶们争取生机，所以根本没有一点破绽。”东林长风点点头，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说道：“这你大可放心，我好歹也是东林神族之中的大长老，说话自然是不会骗你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日出现的有几人？”焦3人。东林长风，那我问你，其余2人可在这里？焦不知。东林长风闻言微微颔首，算是勉强相信他的话了。毕竟老祖所抓回来的不止1人，据那些人的描述，正是3人。容貌发色这东西做得了假，但这人数可做不了。本就对莫奇神族如此激烈的反应抱有怀疑态度的东林长风轻笑道：“欧老弟，这你可是听到了？”莫奇欧脸色变了变，有些不敢相信这个现实。刚来不久的万司空，此时整个人都是一脸懵逼的。长老，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谁来告诉自己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莫奇空还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背上了一口天大的黑锅。苏九哥在旁悠悠道：“莫奇兄，这东林神族的大长老来此，据说是来寻找击杀他族人的凶手。那个名为焦的少年是前来指认的。”莫奇空瞳孔猛地一缩，浑身一震。什么？他立刻急了，这无妄之灾是怎么一回事？东林神族自己压根都没有去过，哪来的杀他们的人？莫奇空立刻就急了，大喝道：“不是，长老们，你们难道就只相信此人的一面之词？他若是指认的是别人呢？那要如何揭示？我压根就不认识他。”焦眼眸闪过一丝仇恨，冷冷地说道：“神族的大人自然是记不得我们这些蝼蚁。那日若不是你与另外2人杀了一众看守的神族神将，我们也不会想着要逃跑。任谁也能够听出焦话语间的不满。”东林长风十分满意焦的表现，仇恨这东西可做不得假。听到焦的话，心中对于这些奴隶就更为不屑了。哼，奴隶就是奴隶，自己把握不住机会，还选择怪别人。果然，这群家伙永生永世都是给神族充当劳动力的。可他不知道的是，焦痛恨的可不仅仅是莫气空，他所仇视的是每一个神族之人。东林长风笑眯眯地说道：“焦，我想你应该知道，欺骗我神族的下场会是什么吧？”焦跪地磕头道：“若我所言有假，愿意承担一切罪责。”莫气空呼吸一滞，双眸变得赤红无比的怒瞪着焦，表情更是精彩无比，仿佛像在说：“我是杀你全家吗？你要这么陷害我？”东林长风闻言点了点头，随后看向莫气空，笑着开口道：“莫气天子，不用这么激动嘛。问题其实很简单的，是与不是。你与我等回一趟东林神族，让我族苍玄老祖搜魂后一概便知。”搜魂？万气空面色一瞬间变得煞白无比。东林长风的声音接着传来：“你且放心，苍玄老祖自有独特的手段，那并不是劣等的普通搜魂，你不会有任何的损伤的。”万气空眼神阴晴不定，哪怕是没有损伤的搜魂，他也是万万不能够接受的。自己拥有空皇神体，禁忌神体本就属于太古仙域的，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因为在太古仙域当中，从第一代的各族神族神王曾经联手测算过，在未来的某一天，竞技神族终将灭亡在拥有10大竞技神体之人手中。自此，但凡太古仙域内诞生出拥有竞技神体之人的存在，便会遭受到所有神族之人的追杀，甚至连东境神族之人也无法避免。到如今，死的人已经不计其数。自己本就是平安比无辜，遭受到了无妄之灾。若是空皇神体这个秘密被泄露出去，那可就是天大的灾难。这一次可是让莫奇空真的慌了，眼眸满是愤怒的死死瞪着焦，心中更加痛恨此人为什么要陷害自己。一旁的莫奇欧率先坐不住开口了，击杀东陵神族之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可却又蹊跷无比。因为光是东陵长风口中的那圣境与至尊，便不是莫奇空能够处理得了的。但见莫奇空这般扭捏的模样，连他也开始有些不确定了起来。莫奇欧直接起身，朝着万司空质问道：“莫奇空，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莫奇空无力的辩解道：“不是，长老，我根本就从未做过此事。难道长老们你们就光凭那家伙说几句，就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吗？”莫奇欧皱眉，老实说，他也认为万奇空不会做出这种事。虽然对莫奇空不怎么待见，但自己与众长老们之前都已经下定决心让莫奇空换人参加神祭，在神斗之战结束之前，他们自然也是不希望看到莫奇空出什么事。东陵玉不屑地笑道：“一个血脉不纯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有什么是他所做不出的？”万奇欧没有理会这后辈，而是看向了一旁正饮用着茶水的东陵长风，开口道：“长风长老，此事可是有所误会。以莫奇空他的实力，怎么可能在你东陵神族眼皮子下动手杀人？”东陵长风笑着说道：“欧老弟，你想要庇护后辈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我也知道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他一人所做，但是想必你也听到了，交亲口指认之人便是他。这唯一的线索，我东陵神族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欧老弟，你大可放心，此行不会很久。而且苍玄老祖的实力，你应该也知道，连他老人家都说搜魂没问题，那一定不会影响到这孩子什么。”万奇欧紧锁着眉头没有说话。让我莫奇神族天子亲自去你们族，让后辈搜魂，这无异于是将莫奇神族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莫奇欧心底可谓是100个不愿意，像是看出了他心中所想。东陵长风接着道：“欧老弟，你放心，若是你族天子与此事毫无瓜葛，神祭之前，我们必然将他原原本本的给送回来，并且本长老在此许下承诺，那时还愿用3件至尊级别的法宝与我族一处中小型的仙品矿脉进行赔偿，如何？”他知道不能够将眼前莫奇欧逼迫得太急，莫奇神族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逼得太急了，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莫奇欧闻言一愣，随后沉吟了起来。这报酬不可谓不丰厚，3件至尊级法宝是小，那处中小型仙品矿脉才是大。一处灵石矿脉足以受益整个莫奇神族，而其代价也不过只是让万奇空一人前往东陵神族而已，不会影响神斗。这莫奇欧显然是十分异动，考虑了起来。见长老都这般模样，莫奇空呼吸一滞，难以接受的大喝道：“我可是莫奇神族天子，难道长老就不怕我莫奇神族颜面受损吗？这般屈辱的事情，我不答应。而且那凶手根本就不是我。”莫奇欧皱了皱眉头，看向有些应急反应的莫奇空，缓缓说道：“莫奇空，本长老还没答应呢，你这么激动做什么？若你真不是那凶手，想来长风兄自然会送你出来，而且对于神斗没有丝毫的影响。”莫奇欧有些默认了，毕竟跟摆在眼前的利益相比，仅仅只是莫奇空被搜魂而已，又没有任何的风险与损失，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莫奇空的一些秘密，管他屁事。莫奇欧也想通了，反正今日之事传出去，莫奇神族一定会掉面子的，还不如多争取一点利益。长风长老，你且让我们商议一下。东陵长风呵呵一笑，摆手道：“不着急，欧老弟，你慢慢想。但不管结果怎么样，今日我东陵神族都是要将莫奇空给带走的。欧老弟，你若是能够允许，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莫奇欧点点头，转身与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商议了起来。而莫奇空却脸色阴晴不定，额头留下了一丝汗液，紧握着双拳，暗暗想到：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在他的一路崛起的过程中，可不仅仅有着空皇神体这一个秘密，还有不少见不得人的天大事情。他莫奇空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否则不可能血脉不纯当上天子，早就死在这残酷的竞争当中了。被搜魂的话，这些事情都掩藏不住了。在旁的苏九哥表情变得有些玩味了起来，嘴角不自觉地溢出了一丝笑意。受人陷害的滋味可不好受吧？事情进展的这般顺利，让苏九哥不由得感叹，还得是天命主角的降智光环发挥了作用。降智光环这东西，几乎是每个天命主角的必备 buff， 但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几乎所有人都会盖在主角的头上。叮！天命反派交剧情发生改变，天命主角万奇空受到无妄之灾，遭人陷害，气运值下降1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系统的声音响起，苏九哥眼眸微微一亮，1万的反派值，这可不是一笔少数，还仅仅是刚刚开始，便让自己收获颇丰。苏九哥饱含深意的看了一旁脸色难看的莫奇空一样，不禁更加期待了接下来他会怎么做。苏九哥知道，仅仅是这么一件事，是完全不足以按死眼前这个天命主角，以他的数十万的气运值，必然还有许多后手没有出现。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接着传来：叮！恭喜宿主反派值累计数抵达10万，恭喜宿主在大反派的路上更进一步。现在激活追随者功能，追随者气运值反派值将与宿主进行同步，每当追随者气运值反派值有所增加，不包括宿主赠与，宿主便可以得到21的反派值。当听到这句话时，苏九哥微微一愣，随后眼前开始浮现出一个面板：追随者，天命主角林妙一，总气运值12000；天命女主南宫晴、楚宣柔，总气运值32000；天命反派娇，总反派值4万。叮！同步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42000。
42000！苏九哥直接惊了的，这惊喜实在是来得太过突然，足足4万点的反派值，一时间让苏九哥有些没反应过来。这么一说，也就是从今以后，自己手下的那些追随者，但凡是气运值有所增长，自己都将得到受益。给力啊！苏九哥地眸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骤亮，不禁暗暗感叹道：系统有这种好事就多来点，多多益善。唯一有些可惜的就是连月并不在其中，不然以连月那30万的气运值，光是分给自己一般都有15万之多。苏九哥眼眸闪烁，开始重新打量起了莫奇空。虽然成为追随者可持续发展，但自己也并不会见到一个天命主角就收下，最起码属于中后期类型的天命主角莫奇空就绝不在自己想要收下的范围之中。一来是因为不好掌控，二来是万奇空的性格也注定了他走的将是一条唯我独尊的道路。短短时间便得到了5万多反派值进入囊中，这让苏九哥一时间不由得心情大好，靠在椅子上悠哉悠哉的倒起了茶。一旁的东林青青有些好奇的凑过来，小声说道：你们不是朋友吗？你不去帮他吗？苏九哥难得的回了他一句：怎么帮？东林青青歪了歪脑袋说道：再这么下去，我看这位莫奇天子可真就要被大长老给带回族中搜魂去了。苏九哥闻言嘴角抽了抽，不禁有些无语。你他娘的可真是个圣母啊，死了这么多族人，竟然还担心一个可能是杀你族人凶手的安危。也没有多理会他，苏九哥自顾自的喝着茶水。而另一边商议许久的莫奇欧时不时的皱了皱眉头，在说些什么。到最后他的表情舒展开了，转身嗨嗨了2声。东林长风也放下手中杯子说道：欧老弟可曾考虑清楚了？万奇欧点点头，没有去看莫奇空那有些阴郁的目光，开口说道：莫奇空。万奇空没有说话。莫奇欧，我等一众长老也商议过了，此次虽然有些蹊跷，但是关我莫奇神族与东林神族2族之间的友谊，你且就委屈一下，跟随这位长风长老去东林神族一趟吧。像早料到这句话，东林长风呵呵一笑。此言一出，莫奇空浑身颤抖，不怒反笑。好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猛地抬起头，眼眸有些怨恨地看着一众莫奇神族长老，怒声道：想我莫奇空好歹也是堂堂莫奇天子，代表着整个莫奇神族的颜面，诸位长老就这么任由他族之人带走我去搜魂，传出去就不怕外人嗤笑莫奇神族懦弱吗？事到如今，莫奇空也懒得跟他们解释了，直接撕破脸皮说道：莫奇神族在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墙头草手里，除了明争暗斗就是陷害，迟早会毁在你们手上。字字诛心。在场的众多莫奇长老们脸色一变，皆是浮现出不悦之色。万奇欧更是重重的拍桌，起身怒喝道：莫奇空，你可知你自己在说些什么？我莫奇神族怎么样，还有由不得你这血脉不纯之人嚼舌。东林长风就在旁静静的看着莫奇神族之人内讧，心里更为不屑。虽说莫奇空血脉不纯，但以他如此年轻便达到入圣境的天赋，若是在他们东林神族之中，说什么也要将其给保下，怎么可能就这么送族内妖孽出去？连他都看出了万奇神族的长老无法就是一群鼠目寸光之辈罢了，不足为惧。东林长风装作老好人说道：哎，欧老弟何故如此大怒？没必要。莫奇天子，你且放心，我族苍玄老祖乃是准帝级别的强者，无论你有什么秘密，苍玄老祖都不会在意和说出去的。莫奇空脸色更加冰冷，冷笑了起来。不会说出去，当自己是3岁小吗？自己的空皇神体让神族之人知道了，无非就是2个下场，一是通过秘法被剥夺神体得而诛之，第二便是被公之于众，惨死当场。无论哪一个，都是有死无生。万奇空声音幽寒地说道：好个莫奇神族，想我莫奇空自认为是莫奇神族之人，所做之举无一不是为了家族兴盛着想，经受心思不轨之徒的卑鄙陷害，连族中长老都不相信我。既然如此，这莫奇神族我莫奇空不带也罢。莫奇空拂袖怒喝，与一众长老们对峙，气息却丝毫不落下风。此言一出，满座哗然，包括东林长风在内，所有人都惊了。莫奇神族长老们，莫奇空，你疯了吗？你要退出家族？混账！你可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哪怕是一旁的东林长风也是愣了愣，似乎没有想到这莫奇天子性格会这么烈。正在喝着茶水的苏九哥在听到这句话时，差点喷出了一口茶。点，太点了！十分经典的天命主角发言。苏九哥甚至在想，接下来万奇空会不会说那句经典台词？莫奇欧老眼瞪得浑圆，气得浑身抖冷，他手颤颤地指着莫奇孔：你！莫奇空冷笑：我知道你们为何一直以来都看我不顺眼，即使我当了天子也一样，无非就是我这血脉的原因。但我莫奇空在你们的打压之下，仅仅是花费30年的时间，便将神族之内的一众天骄所踩在脚下，晋升天子。今儿等鼠目寸光，第二个30年，我会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决定的一切。30年河西，30年河东，莫欺少年穷，我会让你们后悔的。万奇空眼眸冷漠，满是痛恨之意，积压数十年的不满，终于在此刻尽数发泄了出来。在场除了苏九哥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万四空竟然会说出这般大逆不道之言。苏九哥差点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大哥，要不要这么模板化？若是有人在自己面前敢这么公然叫嚣，早就死得连渣都不剩了。也就是天命主角这般有着大气运庇护之人，方才能够心安理得的说出来，还无所畏惧。当然，这也是莫奇空在有所把握的情况下说出的。莫奇欧差点被气得两眼一黑，怒不可遏地瞪着莫奇空大喝道：混账东西，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吗？本来自己还有所犹豫，想着是不是要庇护一下这个家伙，现在好了，莫奇欧恨不得东林长风直接当场将这小子搜魂，损害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东林长风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出好戏，作为局外人的他显得十分悠哉，不紧不慢地说道：哼，欧老弟，看来你们万奇神族倒是出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这般魄力，若是我东林神族之人，我等必然大力栽培。
莫奇欧也不知道东陵长风说的是不是反话，他怒视着万奇空说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让你去一趟东陵神族而已。莫非那日袭击东陵神族矿场之人真是你不成？”莫奇空冷声：“去一趟东陵神族，说的倒简单，但我问你，若是被搜魂之人是你呢？你愿意吗？”万奇欧气得拍将桌子都被拍碎了，声音又大了几个分贝，感到自己张长老权威受到了挑衅，怒道：“你没有资格来反问本长老！今日这东陵神族，你是去也得去我，不去也得去，否则你将不是我莫奇神族之人。”莫奇空低着头没有说话，他暗暗向着苏九哥传音道：“徐兄，今日之事明眼人都能看出我是遭人陷害，我有一些秘密是绝对不能被人所知道的。徐兄弟，眼下我唯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拜托你照顾好我妹妹。待我脱身之后，我会找机会联系你，到那时必将献上2件帝兵与众多至宝。徐兄，拜托了。”正在饮茶的苏九哥微微一怔，地眸微眯：“这天命主角要跑？”他传音回去道：“这自然是没有问题，但莫奇兄这是何意？那神迹难道？”莫奇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还有件事，若是可以的话，烦请徐兄你替我留意一下这东陵玉，在他身上，之前你给予我的那枚感召之时有所感应，说不定与那想要迫害我妹妹的幕后之人有所关系。苏九哥不动神色的点了点头，心里却是要笑开花来。莫奇空见状也放心了下来，暗暗下定决心。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似乎有人在针对着自己一般，自己好像是被卷入了一场百害而无一利的漩涡之中。万奇欧见他不说话，冷笑道：“莫奇空，我劝你最好乖乖听从安排，这样一来，你还是我莫奇神族的天子。”够了！万奇空极度不耐烦打断，眼眸冰冷无比的看着东陵长风，开口道：“我说过了，那凶手根本就不是我，我是不可能随你们去东陵神族的。”东陵长风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有些嘲弄的说道：“哦，想必你也是听到了，这件事可是连女族长老都已经同意了，去不去早就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了。”万奇空，从刚刚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不再是莫奇神族之人了，你们最好不要逼我。东陵长风嗅出了这话里的异样，皱眉道：“你想逃跑？你觉得在我这至尊境面前，你会有机会吗？”莫奇空放声大笑了起来，说道：“你们这群老东西，可拦不住我！放肆！”一旁的东陵玉忍受不了，怒喝道：“他直接拍出一记神通，万奇空手中立刻浮现出了一柄散发着地力的赤金色长弓，以真气凭空凝聚出箭矢，拉弓射箭，一气呵成的朝着东陵玉而去。砰！轻而易举的便粉碎了东陵玉的那道神通。东陵玉面色一变，不可置信的惊呼道：“你竟然视入圣境！”就在那满是杀意的金色箭矢要接近东陵玉之时，东陵长风微微抬起一指，直接将其击溃。闹够了没有？东陵长风眼神微眯的看着莫奇空，眸光闪过一丝杀意，开口道：“敢在本长老面前出手？欧老弟，我替你拿下你莫奇神族之人没问题吧？”莫奇欧冷哼：“哼，他不是说了吗？他已经不是我莫奇神族之人了，你请便。”东陵长风点点头，独属于至尊境恐怖无比的威压锁定着万奇空，让万奇空满头大汗。他右手一抬，朝着万奇空给抓去，并且直接封锁了此地空间，以防止万奇空的逃跑。莫奇空冷笑一声，哪怕是出手的是一位至尊，他也浑然无惧，身前白色的光芒乍现，又是一件丝毫不弱的至尊级防御法器而出，是一面2米高的巨盾，厚重的抵挡在他身前。连妹妹莫奇亚都有如此至多的保命手段，万奇空自己身上自然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哪怕是一众自认为熟知他的万四神族长老们见状，也不由得微微惊讶，这杂种到底是从来得到的这么多宝物的？地兵堕日弓他们是知道的，那还是老祖亲自奖赏给他的兵器，可眼前这一面巨盾又是从哪里来的？东陵长风眼神平静，不为所动，反应这么激动，那日之人果然其中一个就有你。一件至尊法宝，莫不是以为能够抵挡住本长老了？可笑至极！东陵长风的随手便拍出一道恐怖绝伦的神通，直接将那巨盾给击飞，整个房屋都剧烈的颤抖了起来，像是要坍塌一般。可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那面巨盾之后，莫奇空的身前那被封锁的空间竟然被打开了，脸色不屑至极。哼，想自己身怀空神体，在自己面前玩空间之力，对于空间的理解，哪怕是至尊境都比不上自己，更别说一个小小的封锁空间了。东陵长风这一刻心情终于有点波动了，瞪大了眼睛，沉声道：“竟然被你破除了我设下的禁制！万奇空，想抓我回去搜魂？我告诉你，想都别想！”说着，莫奇空便一脚踏入那空间之中，周围的空间泛起了层层涟漪，都开始波动了起来。明明与万奇空只有几步之遥，可在他空皇神体的力量之下，这一点距离内却夹杂着无数的错位的空间。东陵长风皱了皱眉头，就在他疑惑的这段时间，莫奇空已经半截身子进入了空间之中。本长老说了，你可以走了吗？东陵长风沉喝，直接轰出一击神通想要阻止，连带着空间都被粉碎。可莫奇空手掌一翻，又出现了一件宝贝，那竟然是一枚强大无比的防御符箓，可抵挡至尊境的攻击。一道金色的骨钟虚影刹那间浮现在万四空周身。咚！东陵长风瞳孔猛地一缩，不好，这小子竟然还有早已经绝迹的不破金钟符。东陵长风呼吸一滞，哪怕是他也没有想到，这莫奇神族的天子竟然会有这么多至宝，怪不得对方不愿意随自己去东陵神族被搜魂，他必然是得到了某个上古神族大能传承。莫奇欧等一众莫奇长老们更是大为所震，哪来的这么多宝物？怪不得莫奇空敢如此自负，作为拥有18万气运值的天命主角，他一路走来得到的至宝不计其数。按他的话说，连至尊都奈何不了，说不定还真能让他逃走了。到嘴的鸭子飞了，东陵长风如何不怒？可奈何有着不破金钟符抵挡在前，抵挡的时间完全足够此人逃走。莫奇空大笑一声，眼神中满是嘲讽之意。我说了，只要我想走，就没有人拦得住我。东陵长风冷冷地说道。
莫奇空，你还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啊！你觉得，就算你今天逃了，在这太古仙域中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莫奇欧更是毫不掩饰地威胁道。莫奇空，你今天走了，你那妹妹难道你就不管了吗？到底还是同族之人，莫奇欧自然是明白，对于莫奇空来说，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妹妹。虽然心里早有预料，但当听到后，万奇空还是停住了进入空间的脚步，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狰狞摄人，宛若厉鬼一般，充满杀意地说道：莫奇欧，我告诉你，今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若是敢动我妹妹分毫，来日待我莫奇空修炼有成，就算覆灭不了你整个莫奇神族，也必将你的子子孙孙血缘至亲给杀得个一干二净。我莫奇空早在神王境便可杀入圣，若是成就至尊，准帝都奈我不得。我看你们谁敢！声炸如雷，滔天的杀意席卷全场。死！感受到万奇空说的不是什么假话，再加上万司空一路走来的那种表现，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还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光脚不怕穿鞋的万奇空，除了他的妹妹莫奇雅，根本没有任何的亲人。若是将莫奇雅给杀害了，没有人会怀疑对方真会做出这种事。没有谁会希望一个潜力十足的妖孽会成日惦记着自己的家人儿孙，哪怕是莫奇欧也一时间闭上了嘴，脸色难看无比。莫奇空见状，仰天大笑一声，最后深深地看了眼东林长风，满是杀意道：这仇我莫奇空记下了，大长老，你最好时时刻刻将你那宝贝儿子给带在身边，不然不知道哪一天你们可能就天人永隔了。毕竟你儿子的实力在我看来简直弱小的可怜。在离开之前，莫奇空还不忘威胁道。东林玉脸色一变，作为东林神族天子，他何曾受过这般屈辱的威胁？你放屁！血脉不纯的杂种，就凭你也配杀我？哈哈哈！随着空间的封闭，莫奇空消失在了此地，不破金钟符箓也失去了原本的力量，变成了一张毫无作用的黄纸，飘落在地。任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众圣境与一位至尊境的眼皮子底下，一个区入圣境的莫奇空，竟然就真的这么逃跑了。啪！茶杯砸地成粉碎。东林长风脸色阴沉的都可以滴出水来了。想他东林长风成为东林神族大长老这数十年矣，何曾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如此戏弄过？一时间心情烦闷郁呕，冷冷地看向一众莫奇神族长老们，似乎在责怪他们为何连这点事都不知道。一个后辈身上有地兵也就算了，竟然还有如此至多的保命至宝，你莫奇神族真就是坐在这里看着，一点也不出手啊！东林长风不满道：这不破金钟符也是你们给的？万奇欧脸色难看，说道：我等又不知道他会有这些东西。东林长风目光森冷无比，闪过浓浓的杀意，思索了许久后寒声道：刚刚那个绝不属于莫奇神族的天诛神力所能够做到的事情，看来你们这莫奇天子还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秘密，不简单啊！东林长风眼眸闪烁，总感觉刚刚万奇空所使用的力量与传说中那些禁忌神体有些相似，会是那个吗？思索了半天，心情变得更加烦躁。东林长风索性不再去考虑，当务之急是将这心虚逃走的贼人所抓到，带回族中，而且说不定还能够从对方的记忆力得知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东林长风悠悠地说道：他逃不了多远。欧老弟，你们说他还有个妹妹，人在哪？这一众长老闻言，眼眸中闪过深深的忌惮。所有人都清楚地记得莫奇空离开时说过的话，别人不知道，可在场的这些长老们却知晓莫奇空的可怕。莫奇神族可谓是没有波动一点资源培养他，可莫奇空这个怪胎不知怎么做到的，依旧是凭借自己一人的力量修炼到了如今这个境界。神族之内无疑后辈是其对手，可想而知这般天赋有多么的强大。若真是动了他妹妹，念及此处，一众长老们接连摇头。莫奇欧沉声道：莫奇空虽然有罪，但他妹妹依旧是我莫奇神族之人。长风长老，你还是别打他的主意为好。要真将莫奇雅给牺牲拱手让出，那么不仅莫奇神族的颜面受损，更会得罪一个未来恐怖的存在。所以莫奇欧以此为理由说道：莫奇空已经不再是我族之人，长风长老，你想怎么对付都行，我等是绝对不会出手干涉的。东林长风闻言点点头，也明白他们的顾虑。老实说，莫奇空就连他都感到有些心悸，年纪轻轻便能有如此修为，已然不在东境四大神族的那些天骄妖孽之下，而身上还有如此之多的宝物，这无疑不再透露着此子的不简单。东林长风自顾自地想到：有欧老弟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的，待抓到他后，本长老之前许诺依旧作数，这一点毋庸置疑。万奇欧闻言眼神一亮，点点头说道：长风兄大意。虽然神斗缺少了万奇空无法妥当进行，但却除去了一众长老们的心头大患莫奇空，还有着东林神族的许诺，也算是勉强能够令人接受的事。再者说，有着身旁这位徐弟子在，此次神迹就算是配上个臭鱼烂虾，估计莫奇神族也能够保持着往日的名次。恐怕此次最终的受益人就是莫奇哲那臭小子了。莫奇欧嘴角含笑的想到。这时，一旁沉寂已久的焦凑了上来，恭敬无比的朝着东林长风开口道：神族大人，既然我已经找出了那人，那回去之后地牢里的那些人都可以放了吧？东林长风一愣，随后放声大笑了起来。焦，你说的也是，可那莫奇空人还没有抓到，这让本长老有些不好办啊。焦皱眉，可是大人你已经答应过我了，只要我找出。东林长风打断：我是答应过你，只要你找出那日来到采石渊之人便放人，可在那地牢之中，除了你这个奴隶，其他奴隶都已经死了呀，你莫不是想将那些尸体也给一并带走？东林长风笑眯眯地说道。焦呼吸一滞，瞳孔瞬间变得赤红无比，满腔都是仇恨与杀意。你骗我，他们不可能死的。东林长风露出止不住的笑容，那戏谑的眼神十分享受这种玩弄他人的感觉。我可没有骗你，放人，我是答应你了，但我却没有说是活人还是死人啊！哈哈哈。欧老弟，你们也看到了，我可没有不守信用。莫奇欧一怔，似乎没有想到东林长风会突然提及自己，
不过有着他先前的保证，莫奇欧自然也是不会在意一个卑贱奴隶的想法。抚须附和道：“老夫的确是可以作证，长风长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确是没有骗你。”一众高高在上的神族之人，有的眼神戏谑，有的嘲弄，唯独没有怜悯地注视着焦。焦浑身如坠冰窖，一时间呼吸急促，大口大口的喘息，气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你们，我杀了你！焦猛地抬头，犹如一头发狂的猛兽，朝着东陵长风扑去。本就因为万气空逃走，心情不好的东陵长风不耐烦的一巴掌拍了出去，直接将焦打飞。卑贱的东西，留你一条性命，还等着你指认剩下之人，不然你早就随那些奴隶一样死了。若非是自己留手，这一巴掌下去便能够要了焦的命。这一刻，焦是真的绝望了，他无力地瘫软在地上，对每一个神族之人的仇恨已经达到了今天的地步。东陵长风瞥了眼东陵玉，不知从何处拿出一张手绢，有些厌恶地擦拭了一下自己的左手，淡淡地说道：“行了，玉儿，将它收回去吧。”东陵玉点了点头，正要出手，此刻沉默已久的苏九哥终于开了。慢！哦，在场一众神族长老们看了过去，东陵玉皱了皱眉头，又是这个家伙。他早就看苏九哥不爽很久了，什么狗屁弟子，在自己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东陵长风有些诧异，笑着说道：“原来是这位徐弟子啊，怎么，徐弟子是有什么要说的吗？”苏九哥微微颔首，眸光平静地看着地上的焦说道：“此人，我想要了。”东陵长风愣了愣，旋即像是想到了什么，差点忘了，眼前这位来自诸天的弟子也是人族，自己刚刚那一幕，对方见了，心底必然不喜。东陵长风恍然道：“不知弟子要此人是做什么？”苏九哥眯着眼：“本弟子想要一个人，需要理由吗？”见苏九哥一而再三地挑衅自己的父亲，东陵玉早就忍受不了了，呵斥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父亲这样说话？什么狗屁地族弟子，诸天早就没落了，我看你地族之中估计连至尊也没有吧？”东陵长风在旁笑盈盈的没有出言，像是默认了一般。看在你身后地族的份上，我给你个脸，但蹬鼻子上脸那就不行了。苏九哥挑眉：“哦，你的意思是地族在你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吗？”见两人火药味十足，知晓内情的莫启欧心里得意的更欢了。他巴不得见到这位弟子和东陵神族有矛盾。东陵玉傲然：“不然呢？诸天的地族，我东陵神族只手可灭。”苏九哥微微颔首，什么也没有说，场内立刻便涌动出浓郁至极的威压。轰！咔！东陵玉所坐之处，凳子瞬间碎裂，他一个不注意摔了个狗吃屎。什么人？东陵长风瞳孔一缩，感受到这股丝毫不弱于自己的至尊境气息，眸光大震。这里竟然还藏着一位至尊！一道沙哑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老奴可从未听说过什么东陵神族，但敢对弟子大人不敬，你就该死！”嗖！从黑暗之中，一道摄人心魄的匕首绽放着银色光芒，朝着东陵玉而去。苏九哥眼神平静地看着这一幕。东陵长风立刻出手，东陵玉身前立刻卷起磅礴的真气，化作漩涡。尹老这一击并未动用上帝冰蛇骨，仅仅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凡冰，可却直接将东陵长风构建起的真气屏障击碎，没挡住。这怎么可能？东陵长风瞳孔猛地一缩，目眦欲裂。玉儿，至尊境也分3、6、9等。当那匕首停靠在东陵玉不足几厘米的距离时，苏九哥开口了：“尹老，住手吧！”匕首停住，抵在了东陵玉脖颈之前。看着眼前那锋利尖锐的手柄，东陵玉不由自主地吞咽下了一口唾沫，背后更是不知何时早就已经浑身湿透。扑通，他立刻瘫软在地，浑身颤抖。太可怕了！玉，心急如焚的东陵长风赶忙来到东陵玉的身边，东陵玉此刻却像是失了魂一般。见自己儿子没事，东陵长风这才松下一口气来，顿时间变得怒不可遏地瞪着苏九哥说道：“你想杀了我儿子吗？”饶是一旁的万四神族等人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一幕。面对东陵长风的质问，苏九哥不紧不慢地端着茶，饮了一口，脸色平静淡然，淡淡地说道：“东陵长老，若是我想杀你儿子，你认为刚刚你抵挡得住吗？”这句话像一泼凉水，刹那间让东陵长风清醒了不少。是啊，暗中那至尊竟然连自己都没有丝毫的察觉，哪怕是到现在也不知对方人在哪里。这也就是说，在自己之前善谈的那段期间里，对方若是想杀自己，有无数个机会。东陵长风眼眸有些惊惧地看着苏九哥，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来，拱手道：“的确是玉儿失礼，还请弟子大人见谅。”苏九哥，无妨，本弟子来这太古仙域，也不想遭太多杀戮。东陵长风看了看四周，仿佛那位不知名的至尊存在于每一个角落一般，有些惊惧地问道：“出手那位可是弟子您的护道者？”他知诸天之中，但凡有大势力弟子出门历练，暗中必然跟随着护道者保护。一时间语气都不由得尊敬了不少，再没最初那般自傲的模样。苏九哥摆了摆手，也懒得跟他解释，算是吧。可场内唯有莫奇欧等一众莫奇长老们清楚的知晓，那哪里是什么护道者啊，分明就是这位弟子的家奴罢了。见情况有所缓和，莫奇欧乘机圆场道：“哈哈，长风长老，徐弟子这也算是一场误会。徐弟子不过是想要那奴隶而已，我想以徐弟子的身份，也不会再跟你那宝贝儿子一般见识的。一个奴隶而已，既然都已经问出了想要的，没有价值，倒不如送一个顺水人情，交给这位徐弟子呢。”东陵长风眼眸闪烁，看着面色平静无比的苏九哥，也不清楚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对方身后那至尊可谓是让他忌惮无比，暗暗思考起来，若是不将交给这位弟子，说不定对方下一次出手可就不会留情了。东陵长风沉吟了一会，觉得莫奇欧说的也有些道理，点点头说道：“这件事的确也是玉儿有错在先，至于这个奴隶，弟子若是想要，就带走吧。”苏九哥咧嘴一笑，俯首道：“这样才对吗？皆大欢喜。”
朝着焦招了招手，已经有些麻木的焦就这么走了过去，心如死灰，似乎已经丧失了对生的希望。苏九哥的声音响起在他的脑海里：想复仇吗？想复仇的话，现在就好好替那些已死之人活下去。焦，追随本弟子，你的未来注定是要颠覆整个神族的存在。焦闻言晦暗无比的眼眸一亮，满是不解地看着苏九哥。苏九哥也不避讳，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从储物戒之中将拿出了一枚珍贵无比的青帝丹。青帝丹这玩意就如同伸腿瞪眼丸一样，包治百病，哪怕是给你打得个半死不活，也是一颗丹药解决的事情，好用无比。青帝丹刚一出现，全场之中便弥漫起浓郁无比、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几位长老皆是眼神一震，喃喃道：这绝对的是个宝贝啊！如此充沛的生机，此丹必然是某种疗伤圣药。仅仅是这股气息，便让被吓得魂不守舍的东陵玉沾染上了一点福泽，清醒了不少。父亲，东陵玉眼中重新出现光泽，喃喃道。可此时东陵长风的目光满在苏九哥手中那枚翠绿色的青帝丹上，哪还注意到了宝贝儿子的苏醒？苏九哥不顾众人火热无比的眼光，将其送给了伤痕累累的焦。这是焦疑惑。苏九哥，将此丹服用下去，本弟子将赐你第二条命。焦听闻后，不加犹豫，直接将这枚珍贵无比的青帝丹给吞服了下去。嗡！顿时间，一道翠绿色的光芒从他肌肤之上浮绕，犹如浸泡在温泉之中一般舒适无比。之前身上所留下来的顽疾，已经受到折磨的伤势，在一个呼吸之间便恢复了一大半。焦那惨白的脸色也恢复了一丝红润，在场的长老甚至能够感受到他那破碎残缺的气海都被此丹修补，如此神迹，怎能令他们不激动？莫奇欧目光大震，脸皮与胡须皆颤，激动无比地说道：这是帝丹啊，最少也是帝丹，如此宝丹竟然被一个奴隶给服用了。莫奇欧见状可谓是痛心疾首，犹如失去了稀世珍宝。东陵长风心中更是翻江倒海，眼前这个弟子先是至尊禁护道者出手，后又是随手拿出如此珍贵的宝丹，不是说诸天地族都已经没落了吗？莫非这就是地族所谓的底蕴？感受到自己现在的状况，青帝丹的力量修复了他的身躯，连带着他那并不强大的实力也恢复了。最终当青帝丹之气汇聚在焦左眼生长出肉芽，试图恢复他的眼珠之时，焦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生生止住了流动的青帝之气。苏九哥见状微微有些诧异，为何？焦，这会让我永远记得今日大人对我的再造之恩以及仇恨。焦仅剩下的一个右眼目光炯炯，他脸色坚毅无比，撤下一部分的装饰用的桌帘，将其绑在头上，遮蔽了左眼，毫不犹豫的双膝跪地，脸色虔诚，就像是在跪拜神明一般的跪在了苏九哥身前，叩首大声道：大人给予焦第二条性命，从今以后焦誓死效忠大人，如有违背，不得好死。身旁的东陵长风有些不悦的皱了皱眉头，虽然青帝丹强大无比的恢复效果令他感到震惊，但任谁见到一个实力弱小之徒在自己面前威胁自己都不会舒服。不过看在苏九哥的面子上，他也不好发作，索性也没有与焦多做计较。苏九哥微微颔首，眼眸平静无比的看着焦：起来吧，有些话可不能乱说，至少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到底还是有些年轻气盛。苏九哥能够感觉到焦对于这些禁忌神族之人的天大仇恨，但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说出来了，还是有些不理智。焦眼眸闪烁，低着头说道：我明白了，大人。苏九哥淡淡道：到我身边来。焦来到苏九哥身旁，苏九哥眼眸闪烁，心中暗暗呼唤着系统。系统有适合焦这种葬神者的功法。丁，正在搜索当中，一共检测到系统商城中3本适合的功法，请宿主选择。哦，苏九哥看向了那只有他才能够看见的系统面板，沉吟了一会，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一本至尊境级别的功法上。血海神杀诀，品阶至尊境，修炼此法可凝聚煞血真气，战斗时刻叠加煞气，此法可吸收死者煞气回馈己身，杀人越多则越强。需要反派值8000。在系统所推荐的3本功法之中，不乏有大帝级别的强力功法，但苏九哥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本至尊境的功法。这门功法的售价也十分接近帝金，不是为别的，正因为焦的体质与宿命，便注定了他的未来是一条尸山尸海的道路。至尊境的功法对于现在的焦来说是完全足够的了，而且有血海杀神诀，苏九哥相信用不了多久焦的实力与境界便能够提升上来。苏九哥毫不犹豫的选择兑换了这血海杀神诀，反正从莫气空与追随者同步界面上，自己也收获了不少的反派值。兑换，叮，兑换成功。苏九哥将血海杀神诀从系统的储存空间之中调出，苏九哥眸光一闪，一指轻点在焦的眉间，嗡，一抹白光微微闪烁。别动。焦点点头，脑海中凭空出现了一本至尊级别的功法，正是那血海杀神诀。焦心里大震，感激无比的看向苏九哥。苏九哥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头看向东陵长风，淡笑道：多谢东陵长老，倒是让本弟子多收了个追随者。东陵长风露出一丝笑容，不在意的开口道：弟子若是喜欢，那倒是不妨去我东陵神族的其他采石渊中看看，我东陵神族的奴隶可以任凭弟子您挑选带走，多少都没问题。在他眼里，焦在榨干了最后一丝价值后，还能够以此换得一位有着至尊境大能护到弟子的恩情，那是十分划算的买卖。想不到这小子还有一点作用。东陵长风暗暗想到。苏九哥笑着摆了摆手，面对东陵长风的邀请拒绝道：还是不用了，有焦一人足以比得上数万人。东陵长风哈哈大笑，还以为苏九哥是在开玩笑，说道：弟子大人可真会说笑。既然如此，我等也在此地多久留了，还是那句话，若是弟子大人有时间的话，不妨来我东陵神族坐一坐。莫气空已经畏罪逃走，叛出莫气神族之中，我想弟子您应该也不用再参加神斗了吧？若是肯前来，
我东陵神族必然会以最高的礼仪规格迎接弟子大人的大驾光临。这是我的令牌，持有此令，可在我东陵神族的境内畅通无阻，还请弟子收下。东陵长风起身，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枚刻着东陵神族古文的令牌，递了过去。他的示好几乎已经是写在脸上了。苏九哥也没有拒接，将令牌收下，笑呵呵的道：“有空本弟子会过去一趟的。”东陵长风点点头，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来确认凶手，目的已经达到。虽然有些可惜没有抓住那莫奇空，但至少也算是知道了那次参与之人。回族后也算是有个交代。东陵长风朝着万奇欧说道：“欧老弟，今日倒是多有打扰了，在下也的确是有一些做的不妥的地方，还请欧老弟见谅。月中神迹开启之时，我必然亲自过来与欧长老你赔罪。今天这件事应该没有影响我们两族之间的友情吧？”莫奇欧笑着说道：“这是哪里话？此事本就是莫奇空那个家伙有错在先，哪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我松松你们。”东陵长风也没有拒接，而是喊道：“玉青青，我们走。”东陵玉站起，他双腿还有些发软，眼中满是怨毒的看了苏九哥一眼，握紧了拳头。而另一半的东陵青青则是一脸不舍的说道：“喂，我走了呀！想不到凶手竟然会是莫奇天子，这样一来，你岂不是不能够参加神斗了？对了，你叫什么来着？”东陵青青好奇的问道。苏九哥有些不厌其烦道：“徐年。”随后摆了摆手：“快走吧。”徐年，东陵青青喃喃，美眸闪烁，说道：“好，我记住你了。有空记得来我东陵神族玩，神迹还有一段时间，天域城离我东陵神族也不远的。”说完，东陵青青与东陵玉两人便跟随着东陵长风离开了此地。这难缠的家伙总算是走了。门外的莫奇欧送别了东陵长风之后，松了口气，脸色唰的一下就变得阴沉无比，回到了屋内。他走了？有长老问。莫奇欧点点头。见东陵长风走后，这些万奇神族的长老们这才开始发泄心中的不满道：“是混蛋，是把我们当成什么了？这么气势汹汹的来抓人？”“是啊，我等莫奇神族也不是好惹的。哎，别说这个了，莫奇空逃走，现在天子之位空缺，神迹神斗一事该怎么办？谁能想到会是莫奇空呢？我早就知道，这血脉不纯的杂种早晚有一天会害了我莫奇神族。为何我总感觉这件事有些蹊跷？”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众说纷纭。万奇欧听得有些烦躁，沉声道：“够了，都别说了，在这里坐着的还有客人呢。”长老们这才想起了还有位从诸天远道而来的地族弟子苏九哥在此，这才闭上了嘴。莫奇欧有些歉意地看向苏九哥道：“徐弟子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这件事，老实说，连我们都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苏九哥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笑着说道：“没事，不用管我。”万奇欧沉默了一会后说道：“徐弟子，虽然我不知道您与那莫奇空做了什么约定，但此次神迹一事，我莫奇神族原因出双倍报酬，不知道您可否？”苏九哥弟眸微眯，他自然是明白莫奇欧的意思，对方不想让自己就这么轻易离开，还是想让自己替他们万奇神族参加神斗。苏九哥，我当是什么事呢？小事一桩，何况我本来也打算见识见识神族的天骄。哎，只是可惜了莫奇兄弟，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苏九哥故作哀叹。见苏九哥答应，莫奇欧眼神一亮，眼前这位弟子的实力，他可是亲眼所见的，不仅仅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入圣境，更是轻而易举的就击败了莫奇哲。对方既然同意，那么莫奇欧有把握保持着昔日莫奇神族的战绩排名。万奇欧感激道：“那就多谢徐弟子了。”苏九哥笑容更甚：“应该的。”在说完了这些以后，苏九哥起身道：“我看时候也不早了，我就还是先回去吧。”莫奇欧点头，刚好他们一众长老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商议，无论是神迹天子候选人一事，还是莫奇空与东陵神族是否真有牵连，都不是一件小事，必须要与族长大人进行沟通，方才可以做下定论。莫奇欧，好，徐弟子您慢走。苏九哥看了眼身旁的焦，开口道：“我们走吧。”焦紧跟着苏九哥，两人也离开了此地。现在场内终于只剩下他们一众莫奇神族自己人，没有外人在场。万奇欧阴沉着眼说道：“都说说吧，这件事要怎么告知族长？”身旁一位长老思索后道：“老夫总觉得其中有点诡异。莫奇空这段时日一直都在族内，我等皆是心知肚明，为何会突然成为袭击东陵神族的凶手呢？”那位徐弟子身旁名为焦的少年，或许是说了慌。作为莫奇神族之人，他们更是清楚莫奇空的清白。这话说出去，你认为东陵长风那个家伙会相信吗？哼，明明是一个后辈，论资历论年龄都不如我等，却如此自大。有长老不悦：“哎，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这神斗到底怎么办？神斗必须由族中天子参加，莫奇空的离开就代表着我等要立刻再定下一个新的天子，好配合那位徐弟子，否则连神斗都参加不了。”莫奇欧紧皱着眉头，一刻也未曾舒展开来过，这也是他最为头疼的事情。对此他考虑了许多，缓缓说道：“只能暂时从族中小辈当中挑选一个势力较强之人替代莫奇空参加了。”该死的，那家伙什么时候出事不好，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莫奇欧气得怒砸桌子。但凡是神迹过后，东陵神族来找麻烦，将莫奇空给带走，他们不精辟都不会放一个，甚至还会双手献上，巴不得莫奇空出事。可如今好不容易做下了将万奇哲换下来的决定，莫奇空倒好，把自己给整没了。万奇欧看向其中一位长老，开口道：“六长老，我记得你那个孙儿，如今的实力应该是在神王境4、5重左右吧？”屋外，苏九哥朝着自己所居住的府邸走去，焦就这么静静地跟在了身后。苏九哥停下了脚步，在这无人之地，转过身看向了少年焦：“焦大人，苏九哥，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焦摇了摇头，老实说道：“不知。”
但他知道这天地下一定是没有白吃的午餐。苏九哥来到焦的身前，焦的身材十分矮小，虽然吃了青地丹有所恢复，但常年在采石渊中饱受的压迫，还是让他面容消瘦，有些发育不良。相比之下，身着华服、气质尊贵霸道的苏九哥在焦面前显得更为高大了。苏九哥看着他，平静道：“想来你应该也已经知道了，我不是这里的人族，乃是来自诸天。”焦点点头。苏九哥看向天空，缓缓道：“在诸天外，人族才是万界的主宰。”当听此言，焦瞳孔一震，似乎显得有些不敢相信。苏九哥，只可惜这里是太古仙域，而你们是早在上古时期便被抓来充当奴隶的后裔。你们的一生，大多数人的宿命都将是成为神族之人的奴隶，当然，其中不乏有天赋好的，能够成为他们的走狗。而本弟子之所以救你，而不是选择其他的奴隶，那正是因为看中了你的潜力。苏九哥毫不避讳地说道：“这并非什么不能够理解的事情。若是没有丝毫的利用价值，在苏九哥眼里，这里的人族也如同蝼蚁一般，没有什么区别，根本不会去在意他们的死活。”焦闻言有些不可思议的喃喃道：“我的潜力？”苏九哥微微颔首，眸光摄人的说道：“神族为了让你们这些奴隶能够更有效率的采集仙品灵石，所以不禁止你们的修炼。而你现在的境界乃是神机境7重，你身怀一种极为强大体质，你的体质生来便是埋葬神族，唯有修炼到虚神境之时，方才能够看到效果。当你达到虚神境时，方才能够激活体质，将觉醒所有的神族神力。我这么说，你可能无法理解，通俗点说，就是这太古仙域所有的竞技神族所能够掌控的力量，都将被你所掌握。太古仙域10大竞技神体之首，其名为藏神体。”什么？藏神体？焦整个人如遭雷击的站在原地，浑身开始止不住的发抖了起来，眼眸中充满着震撼之意。他不可思议的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自己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体质。紧接着，苏九哥的声音又悠悠传来：“但本弟子却可以将你的体质给剥夺过来。”当听此言，焦脸色煞变。苏九哥看着他，淡笑着说道：“你是不是认为本弟子是想要栽培你，然后剥夺你那强大无比的竞技神体？除了对待天命主角以外，自己一向不是什么喜欢扭扭捏捏、加以掩饰之人。之所以告诉焦，便是为了让他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一个拥有利益价值的人。无论是南宫晴，亦或是楚轩柔，皆是因为对自己有所帮助，苏九哥才留下的他们。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一些别样的心思。本弟子努力收割天命主角这么久了，就不能享受吗？”焦沉默了片刻，而后抬着头，眸光炯炯，毫不犹豫地说道：“若是焦的体质能够帮助大人，大人尽管拿去。”对他而言，苏九哥是赐予了自己第2条性命的恩人，没有苏九哥的帮助，自己恐怕如今还在那暗不见天日采石渊之中当着奴隶。焦清楚的明白，现在的自己什么都没有，唯一有些价值的便是那所谓的隐藏体质。大人之恩，焦无以为报，只是还请大人让焦追随，伴随在左右报恩。焦直接跪在地上，不断恳请道。苏九哥眼眸闪烁，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跪在地上的焦，没有说话。见他如此忠心耿耿的模样，苏九哥大笑一声，说道：“起来吧，若是本弟子真有需要你体质的那么一天，不会犹豫的。在此之前，这藏神体就好好的留在你的身上吧。”一缕清风将焦给抬起，苏九哥眉心闪烁起一抹红色的光芒，将魂主印记给打入了焦的神魂最深处。焦没有一丝而反抗之意，眼眸变得更为敬畏。至此，苏九哥算是得到了一位真正意义上追随自己的天命反派，或许是难得见到与自己一样的天命反派，也不可置否焦的潜力是巨大的，其未来的道路也势必是坎坷无比。苏九哥愿意给他这么一个机会，一个替自己收下这一整个太古仙域的机会。你想复仇吗？苏九哥忽然问道。焦一怔，随后眼神中满是仇恨的质声道：“焦无时无刻不痛恨着竞技神族之人，若真拥有那能够葬送神族的特殊体质，那个覆灭神族之人一定会是我。”苏九哥点点头，思索道：“天命主角与天命反派虽然只有2字之差，但即使为反派，最终的下场也无怪乎是被主角踩在脚下。莫其空自己已经看过了，他不是那能够阻止得了焦之人。这也就是说，在这太古仙域内，或许还有其他的天命主角存在。苏九哥，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尹老，苏九哥淡淡道。在身后，尹老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苏九哥，就让焦加入你们隐卫吧，他的实力还是有些太弱，将他送去诸天边境界海的地方，那里才最适合一个人快速的成长。诸天的界海边境，那里所存在的是一座座杀戮之都，皆是一群罪大恶极之人逃亡的地方。焦着悍不畏死的性格，最为适合在这种地方。尹老闻言，看了看一旁那瘦骨嶙峋的焦，皱眉道：“神机境，如此孱弱的修为，弟子大人真要将其送到那个地方去？要知道，界海边境可不是什么良善之地，到处都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以他的实力，去到的第一天，恐怕便会连渣也。”胜，苏九哥，那里是诸天之中最为动乱之地，其险恶比起太古仙域来说，更是多上了无数倍。焦，我给你5年的时间，若是5年之内突破到虚神境。焦身躯一震，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他也毫不犹豫地开口道：“大人，我去。无需5年，3年时间便可。”脑海中拥有苏九哥所传授的血海杀神诀，焦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功法。只要不断地杀人，吸收他们的血气之力，自己的实力便能够不断地得到补充。焦紧握着双拳，狠声道：“焦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苏九哥赞许似的看了他一眼，太古仙域所经历的这些事，终将成为他的养分。储物界闪烁，一枚青地丹出现在他身前，在那里总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此丹效果你应该也知晓，非到逼不得已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用。尹老，送他走吧。
说罢，苏九哥便转身朝着自己的府邸走去。看着苏九哥离去的背影，焦眸光充满着无尽的感激。此去3年，当再次相见之时，自己必然将成为大人得力的助力，也是日后苏九哥最为得力的干将。尹老眼眸淡漠地看了眼焦，虽然不明白弟子大人为何这么做，但既然是弟子的吩咐，自己便必须照做。走吧。在尹老的周身卷动着一股股黑色的气旋，其强大的实力不禁让焦心生向往。两人同时消失在了原地。府邸内，南宫晴与楚宣柔再次恭候多时了。当见到苏九哥来时，南宫晴笑盈盈地款款而来，十分自然地替苏九哥解下衣袍挂了起来。弟子大人此去，那莫欺神族可说了什么？苏九哥坐于凳子上，享受着身后两女的按摩，眯着眼笑着道：“无非就是关于神迹一事。东陵神族来人了，莫欺空那家伙可谓是背了好大一口黑锅。”南宫晴闻言，有些好奇地询问道：“哦，究竟是何时让弟子大人您如此开心？”苏九哥，我不是都说了吗？在族外不必叫我弟子。南宫晴娇嗔道：“没办法，习惯了吗？”公子，苏九哥简单的与二女讲述了一番。南宫晴美眸异彩连连，是不是的掩面轻笑，娇声道：“这莫欺天子可真是有够倒霉的。我看那莫欺神族本就有些不待见他，想不到竟然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不过这样一来，那神斗一事岂不是无人与公子您一同参加了？”苏九哥闭着眼，耳边琴音靡靡，不在意地说道：“无妨，反正谁来都是一样。”夜深了，在府邸沐浴的温泉之中，热气升腾，玉音不绝。一番交战后的南宫晴脸颊微红，欲拒还迎，支支吾吾的，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楚宣柔在旁有些看不下去了，柔声开口道：“公子，请姐姐想求您一件事。”“哦，何事？”身姿雄壮、线条分明的苏九哥依靠在石块，一头金发的如瀑平铺，显得有些悠哉悠哉。楚宣柔笑盈盈地看了南宫晴一眼，开口道：“听说他南宫神族快到了，他想要回族中看一看。”苏九哥睁开眼，眸光闪烁。南宫神族？苏九哥也没太在意的淡淡道：“也好，那就去吧。”他也不担心南宫晴知晓仙骨遗迹一事，风老与婆等人的陨落，可都是一族他们下的手，跟我苏九哥又有什么关系？南宫晴美眸有些眷恋痴迷，不舍道：“公子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在我南宫神族内还有不少姿色不错的女子，要不要？”苏九哥闻言，嘴角抽了抽，立刻道：“大可不必。开什么玩笑？若是等秋莲月回来，看到自己身边这一群莺莺燕燕，那可不得了了。作为老爹苏皇吉钦定的弟媳，就算秋莲月没啥反应，老爹肯定也会说教一番。”叮！天命主角莫欺空惨遭至尊境强者追杀，身受重伤，堕日宫损坏，燃烧精血遁头，气运值损失1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正在悠闲地享受着的苏九哥忽然间听到系统的声音，微微一愣，有些疑惑，什么的情况？这平白无故赠送的1万点反派值，倒是让苏九哥有些意外。翌日一早，天域城内，南宫晴出发去，准备回到南宫神族当中。在送走了南宫晴后，苏九哥便看到一众火急火燎的围观路人，他们议论纷纷，不知在说些什么。听说了吗？莫欺神族那个天子昨天夜里去阻截东陵神族的灵州，在一位至尊境的眼皮子底下将东陵天子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啊？老兄，你这是瞎说的吧？这话可不能乱讲。那莫欺神族来的人现在就待在这天域城内呢，我还会骗你不成？真是活久见了，到现在为止莫欺神族都还没吭声呢。东陵神族那边也没有什么反应，听说早在昨日莫欺神族便将他们天子给逐出家门了，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你们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看到那一幕。那晚莫欺天子不知使用什么手段凭空出现，手持一柄金色的长弓，直接射杀了东陵天子，实力简直惊人。一众路人们说得天花乱坠，仿佛当时就在现场一般。远处的苏九哥感到有些好奇，一旁的楚宣柔开口道：“公子，我们过去看看吗？”苏九哥点点头，他的发色又重新变回了黑色。两人一同来到了那聚集的人群之中。当听闻莫欺空杀了那东陵玉时，苏九哥这才明白为何昨日会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苏九哥眼神有些玩味，喃喃道：“莫欺空，你可真是又给了我个惊喜啊！已入圣境一重的修为，竟然能够在那至尊境眼皮子底下杀人，还逃走了。这恐怕也唯有掌握着空间之力的空皇神体才能够做到。”苏九哥不难猜出，是因为昨日自己让感召之时有所波动，莫欺空才痛下杀手的原因。为了自己的妹妹，哪怕是有一点风险，万欺空都不会让其存在。其中固然可能有些个人恩怨在这里面，但万欺空这么做，无异于是与东陵神族撕破了脸皮，彻底宣战了。叮！天命主角万欺空做出不耻之事，威望大减，气运值损失3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000。这样一来，莫欺空想要留在太古仙域，改变莫欺神族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够实现的了。因为神迹快要开启，各方神族陆续到来的原因，天域城中倒是有不少的各方神族之人在。一位满头飘逸的银发、头戴玉冠、手握折扇的俊俏公子闻言轻蔑一笑。银发公子唇红齿白，气质翩翩，风流倜傥，笑着说道：“想不到东陵玉那个家伙竟然死了，真是可惜啊，可惜！本天子本来还想在神斗之上亲手击败这个家伙的。那位东陵神族的大长老丧失独子，想必此刻应该是痛心疾首吧？”哈哈，哎，可惜啊，可惜！北冥轩摇摇头说道，话虽如此，可他脸上却洋溢着止不住的笑意。他是北冥神族的天子，而北冥神族一直以来与东陵神族都十分不对付。嘻嘻，不过也好，那东陵玉若是见识到了轩哥哥你的实力，恐怕会刀心破碎呢。一旁双手挽在北冥轩左臂上的娇俏少女笑嘻嘻地说道。少女身着紫裙，看上去年纪不大，娇俏可怜，肤白白皙，脸上透露着绯红，
一双玉腿笔直，亭亭玉立，正一脸痴迷地望着北冥轩的脸庞。北冥神族天女北冥墨。北冥轩闻言，宠溺地敲了敲北冥墨的头，说道：“你呀你，虽然话说的没错，但一个已死之人，还有何可以比较的？他们虽是兄妹，但关系看上去明显非同一般，远超了寻常的亲情，发生了一点变质。”北冥轩所修炼的功法名为阴阳两合经，虽然看上去一表人才，有模有样，但实则却是色中恶鬼。阴阳两合经乃是采补之术，被其所吸干姻缘的妖兽与人族女子不计其数。北冥轩觉得有些无趣，说道：“看来东陵神族的天域城也并没有什么有趣之处。墨儿，我们走吧。”北冥墨乖巧地点了点头。而就在这时，北冥轩眼眸一亮，整个人怔在了原地。北冥墨眨了眨眼，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说道：“怎么了吗，哥哥？”他随着北冥轩的目光看去，俏脸立刻就变得阴沉了起来，美眸中更是毫不掩饰的杀意。北冥轩正直勾勾地盯着从远处而来苏九哥身旁的楚宣柔，他眼眸流露出火热之意，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充满灵气的女子。一袭湛蓝色的衣裙，气质温婉端庄，肌肤胜雪，胸前那高耸入云的峰峦，远不是北冥墨所能够比拟的。死！北冥轩眼神兴奋，我收回之前所说的话，这天域城倒也不算是无趣。北冥墨一眼便看出了哥哥心里在想些什么，颇为不满地说道：“哥哥，你又开始了。”哈哈，墨儿怎么能这么说呢？北冥轩紧盯着楚宣柔，眼眸中闪过一丝邪光的喃喃道：“你也知道，你哥哥我的毕生追求便是天下美女进入我怀，哥哥可就这点兴趣爱好了。墨儿，你是知道的。”北冥墨鼓了鼓嘴，有些不满地说道：“我不管，反正没有人能够取代墨儿。”北冥轩，哈哈，那是自然。话虽如此，可是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楚宣柔身上移开过。他带着妹妹大步上前，来到了楚宣柔身前，摆出了一副自认为好看的微笑，说道：“姑娘还请留步。姑娘美貌乃是世间少有，不知姑娘芳名。”他直接无视了楚宣柔身旁的苏九哥。楚宣柔怔了怔，望着眼前银发翩翩的公子哥，美眸明显闪烁一丝不悦之色，没有理会他，而是转头看向苏九哥，轻声道：“公子，我们还是走吧。”苏九哥眼眸平静地扫视了一眼身前人，淡淡道：“滚！”北冥墨立刻就不满了：“哎，我说你这人是什么意思？我哥哥有在和你讲话吗？”北冥轩抬手止住，笑呵呵地说道：“墨儿，不得无礼。这位兄台，我乃北冥神族天子北冥轩，敢问阁下是何人？现在各方神族都逐渐到来，这气质不凡，女子身旁跟随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普通人。若是普通人的话，他北冥轩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知这位兄台和这姑娘又是什么关系？”说话间，北冥轩释放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境界威压。神王境九重，苏九哥地眸微眯，知晓估计又是什么不长眼睛之徒打上了自己女人的主意。早在与秋连月一同出行时，这种事便发生了不少。所幸苏九哥也习惯了，懒得和他废话，入圣境修为骤然而出。要知道，现在苏九哥可是入圣境7重的强者，一个小小的神王境9重，在他眼里脆弱都就犹如蚂蚁一般。轰！巨大的死意如同潮水一般袭来。北冥轩与北冥墨两人在感受到这股可怕的威压后，纷纷面色大变。而苏九哥重点照顾的北冥轩则是更惨，一时间没有进行抵御注意，双腿一软，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苏九哥眉头一挑，有些戏谑地说道：“只有这点本事，也敢沾花惹草？哥哥！”北冥墨俏脸煞白，北冥轩跪在地上，心中惊骇，额头不断流下冷汗，心中暗道不好，坏了，遇上硬茬了。这般令人无法反抗的压迫力，如此恐怖的境界。再联想到这段时日，其他神族也陆续到来天域城中，自己怕不是遇到东晋神族里面的天骄妖孽了。此刻的北冥轩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妈的，怎么就总管不住自己想下半身呢？他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的。苏九哥见状，感到有些无趣，看向身旁笑得格外开心的楚宣柔，说道：“还以为是什么货色，原来是个小瘪三。”北冥墨怒气冲冲地说道：“不许你动我哥哥！”他素手一拍，直接挥出一道神通不由分说的朝着苏九哥而来。苏九哥看都没有看他一眼，直接1巴掌将其给扇飞。看着连自己妹妹受伤都不敢出手的北冥轩，淡淡道：“孬种。”随后潇潇洒洒地带着楚宣柔离开了此地，只留周围听到这里动静不断围观而来的路人与北冥轩一人留在此地。围观路人皆是窃窃私语道：“那不是北冥神族的天子吗？我的妈，怎么跪在这呢？那出手之人好眼熟，不是前段时间莫欺天子身边的那位吗？一个北冥神族的天子天女而已，连天命主角都不是，根本就不被苏九哥眼里。”见苏九哥与先前那一位女子离去，北冥轩这才心有余悸地抬起头，眼神有些阴沉的怒啐道：“真他妈倒霉！出门没看黄历，这般大人物竟然被我给撞着了。从刚刚此人释放出的力量来看，其修为至少也是入圣境中期的水准，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北冥轩心里忌惮无比，心中暗暗想到：不会也是前来参加神祭的吧？以此人的实力，若是参加神斗，那简直是令人绝望。识时务者为俊杰，北冥轩可不觉得有这般实力之人会是什么普通人。他这时才忽然想起来，自己的妹妹还被打飞在一边。等等，像是想到了什么，之前自己的注意力全被那女子给吸引了过去，全然忽视了苏九哥的存在。苏九哥的样貌逐渐与记忆中画像有所重合，北冥轩瞳孔一缩，不可置信。他赶忙拿出了一张画像，画像之上是一位英武不凡、一头金发的霸道男子。那人除了发色与刚才那人不同，容貌竟然一模一样。这不正是圣阳天子要自己寻找的人吗？没有人知道，北冥轩曾经只不过是北冥神族一个实力弱小之辈，他能够一路崛起，正是因为偶然间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贵人——东晋4大神族之一圣阳神族的当代天子圣阳霄。年少时期的圣阳霄曾传授了自己阴阳两合经，
并且将自己收作了手下。东晋4大神族的事，外界神族并不知道多少，但他北冥轩不同，在他身上可是被派遣了一个重要任务的。其一，便是在各方神族之中寻找拥有禁忌神体之人；其二，便是寻找画像上之人。北冥轩浑身颤抖，那位大人要求自己办的事，如今总算是有一点眉目了。一时间，他连自己的妹妹都不顾，赶忙联系起了远在东晋圣阳神族内的圣阳霄。太古仙域，东晋圣阳神族领域内，一处寂静无人、丛林密布的山脉中，巨大的石门缓缓被推开，一道漆黑无比庞大的身影从里被扔出。轰隆隆！那竟然是一头体型巨大、形态狰狞、似虎似狮的凶兽。那凶兽浑身浴血，兽瞳满是暴戾翼，硕大的獠牙看上去森然无比，身上长着一对肉翼，浑身散发着嗜血般的气息。在其周身有细密的紫色雷霆不断闪烁，从地上艰难的正对着洞内不断的发出低吼与咆哮。太古凶兽争！从那洞口之中响起脚步声，只见一位身披黄金战甲、拖着阔刀的男子从中走出，步伐缓慢，每走一步，周围便波荡起层层的锁链与符文。他面容俊美的过分，在其双眉中央，一道赤红的火焰印记看上去古老尊贵，好似神明一般超凡脱俗。黑发披肩，沐浴在道韵之中，浑身上下散发着高贵圣洁的气息。此人正是东晋4神族之一，圣阳神族天子圣阳霄。圣阳霄的双瞳是金色的，有着一股不属于这般面容的沧桑与深邃。那投入圣境巅峰实力的太古凶兽争不断的发出警告咆哮，弓着巨大的身子向后退去，似乎是十分忌惮眼前的男子。圣阳霄眼神淡漠，缓缓开口：“我知道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臣服或是死。”言语间霸道至极，无容置疑。作为几乎已经绝迹的太古凶兽之一，每一头都是高傲无比的，除非遇到绝对的实力碾压，令人仰叹的存在，否则是绝不可能臣服于人。睁那硕大的兽瞳不断闪烁，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最终在圣阳霄那摄人无比的气势压迫之下，缓缓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表示臣服。睁的头颅上忽然浮现出了一圈玄奥无比的符文，像是早有所料。圣阳霄见状抬起右手，随着那一圈符文的穿过，他身上多了一丝独属于征的嗜血之气。一人一兽算是建立了契约与联系。征匍匐在地，有些讨好的发出低吼：“明智的选择。”圣阳霄脚尖轻点，踏上了征庞大的身躯，眺望着远方，傲然道：“你的先祖曾经追随过我，跟着我，你日后的成就不会在他之下。”说着，圣阳霄眼眸闪烁，在其身后浮现出了一道古老苍凉的轮盘。若是叶圣复活在此，定然会震惊圣阳霄身后之轮，与自己的岁月轮一模一样。岁月轮，古。圣阳霄眼眸闪烁，身后的岁月轮不断的转动。苏九哥的面容出现在了自己眼前。圣阳霄喃喃道：“岁月轮素就在你的身上吗？从未来而来，素所选中的主人。”身后的岁月轮逐渐暗淡消失不见。圣阳霄踏立于凶兽针之上，神目如电，轻声喃喃道：“这一世，我定然会倾诉一切隐患。”他的真实身份乃是100万年前神族曜日神皇的转世。不同于叶圣，他圣阳霄是在12岁那年方才通过灵魂深处潜藏着的岁月轮骨所觉醒的记忆。他的存在来自仙古，比帝洛时期还要古老许多。最早时期的禁忌神族本就为一体，曾经更是执掌数万道域。只不过在禁忌神族的内部遭遇到了剧烈的反噬，10位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崛起，将禁忌神族搅得个天翻地覆，分崩离析。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将其镇压，但自己却因为伤势过重，最后陨落。而太古仙域内一直流传下来的未来可能会毁灭整个神族的10大禁忌神体与预言，也是在他濒死之时与几位神皇一同做下的决定散播的。多亏了岁月轮的帮助，自己方才能够在历经数百万年的时间沉沦恢复记忆，重活一世。而最为让圣阳霄所忌惮的，除了预言中可能毁灭禁忌神族的特殊之人，便是另外2个掌握着岁月轮的主人。岁月轮经还未曾察觉，但圣阳霄在前段时日却感应到了从未来而来的素之主，所以便在千里之外派遣最为得力的手下北冥轩替自己寻找。而就在这时，北冥轩的消息刚好传来。站在征身上的圣阳霄微微一怔，从怀中拿出了一块通讯用的玉石，传讯道：“何事？”北冥轩大人，您让我寻找之人有眉目了。圣阳霄瞳孔迸发出骤亮，是拥有禁忌神体之人，还是我所给你的画像之人？北冥轩是画像之人。圣阳霄金色的眸子闪过一丝光芒。岁月轮宿的主人？谁？在何处见到的？北冥轩不知在天域城内，刚刚我碰巧遇见了。圣阳霄，那人呢？北冥轩走了。圣阳霄大怒：“你没有留住他。”北冥轩显然是十分畏惧，讪讪地回应道：“那个刚开始没有注意，回过神来之时，那人已经走了。最近神祭将及，对方恐怕也是来参加神祭的。”哼，废物！圣阳霄冷哼一声，直接捏碎了那枚传讯符箓，眼眸闪烁，暗暗思索了起来。虽是东晋4神族之一的天子，但以他的实力，根本不会参加所谓的神祭，也十分不屑。自己便是禁忌神族的神，何须前去祭拜先祖？圣阳神族之内，随便派遣几个天骄，便足以夺下前几名的神斗。但这次不同了，北冥轩那边所传来岁月轮宿主人的消息，让圣阳霄不得不在意。圣阳霄沉吟了片刻后，立马传讯给了族中老祖：“此次神祭，我去。”圣阳神族老祖诧异无比的声音很快便传来：“霄，你去神祭做什么？况且我族之人已经出发，以你的实力，过去了未免太以大欺小了吧？”圣阳霄无需多问，让他们将人给换下便是。说完，他便切断了联系。岁月轮宿，他是一定要夺来的。作为这世间最为神秘玄奥的神物，岁月轮的力量非同小可。也正是因为此物，才让他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入圣境9重，甚至比仙古时期的同龄的自己更加强悍。
作为圣阳神族内万年难遇的绝世妖孽，最为出色的天才，圣阳霄的地位自然也是无容置疑的。哪怕是族内的老祖，一个个也都对其推崇不已，鼎力相助。圣阳神族的老祖在接到消息后，立刻通知了快要到达天域城的一行圣阳神族代表，表明了天子将要前来参加神祭的来意。一艘繁华巨大的灵舟之上，圣阳神族的领队长老面色大惊，惊呼道：“天子要来！”天域城，莫奇神族府邸，万奇欧脸色格外的阴沉。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们也是愁眉苦脸的站在原地，显然是有什么琐事搞得他们异常的烦躁。我早就知道莫奇空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在他脱离了我们莫奇神族，否则东陵神族天子死一事必然将牵连到我们。你们说那莫奇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够在一位至尊境的面前击杀东陵玉？莫奇欧抬手道：“好了，都别说了，东陵长风那边给我传来消息，那个老东西都快要发疯了，他让我等将莫奇空他妹妹交给他们。”万奇欧皱着眉头说道：“任谁都没有想到莫奇空竟然会那么的胆大包天，竟敢在东陵长风面前杀了他儿子。”东陵长风给自己传来消息时，口气让莫奇欧至今都无法忘怀，那滔天惊人的杀意，哪怕是他隔着传讯符箓都能够感觉到。更有甚者听说，东陵长风当天夜里便前去异人族城池，屠戮了一整个城之人，发泄心中的怒火。莫奇欧恐怕不将那莫奇雅交出去，东陵长风明日就会率领一众东陵神将前来要人。这有什么？他想要直接给他不就是了？反正此事与我等没有任何关系，早点撇清为好。有长老满不在乎地说道。反正在他们眼中，莫奇空敢这么做，已经是个死人了。神迹在即，这么做无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东陵神族的脸面。这劲爆的消息可谓是震动了所有来到的神族之人。莫奇欧点点头道：“现在也只有如此了。现在的东陵长风根本就是一条见人就咬的疯狗，他可不想平白无故惹得个一身骚。老七，一会你就带着莫奇雅前去东陵神族吧，记得将关系撇干净点。”莫奇欧淡淡道。事到如今，比起莫奇空的威胁，他们更加忌惮的是东陵长风会不会发疯。一旁的一位长老点点头。这时，屋外苏九哥与楚宣柔到来，见来人，莫奇欧立刻便换上了一副和蔼的面容，大笑一声道：“徐弟子，楚姑娘，你们怎么来了？”苏九哥隔着老远便听到了一众莫奇神族长老在这里发牢骚，不由得好奇问道：“欧长老，何时如此烦心啊？”“我在城外听到了传闻，莫非是与莫奇兄所做的那件事有关？”莫奇欧一怔，随后苦笑道：“哎，徐弟子你听到的没错，莫奇空心情烈，也不知怎么的就杀了那东陵神族的天子。我等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将他妹妹给送出去呢。”苏九哥闻言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忽然间想起莫奇空之所以会这么做，应该便是因为那感召之时的原因。作为一个病魔级魅控，任何有可能对他妹妹有威胁的因素，莫奇空都会清除，更不用说白日里东陵神族还如此陷害他。苏九哥眼眸闪烁，心中暗暗喃喃道：“既然你这么信任本弟子，那本弟子也得给你点甜头不是？”想到还躺着昏迷不醒的莫奇雅，苏九哥暗中收回了诅咒之书所影响到他的诅咒之力，估计万奇雅用不了多久便能够醒来。苏九哥，长老们是何决定？此事可是与莫奇兄弟他妹妹无关啊。莫奇欧摆手，在他心中已经早有定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笑呵呵的来到苏九哥身旁道：“不说这个了，来，徐弟子您快请坐。我莫奇神族内族长传讯而来，此次神斗一事与您一同参战的将是我族新的天子。不瞒您说，此人您还认识？”“哦。”苏九哥眉头一挑，“何人？”莫奇欧眯着眼，笑呵呵的说道：“徐弟子还请在此处稍等片刻，我这就唤他前来。”过了一小会，从屋外大步流星走来一面容有些阴结瘦削的青年，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被苏九哥打得半死不活的莫奇哲。莫奇哲似乎早就忘了先前的伤疤，眼眸之中更为傲然得意。无他，只因为莫奇天子莫奇空下位以后，如今的莫奇家天子反倒是成全了他莫奇哲，自己心心念念夜不能寐的天子之位终于到手。莫奇哲心情别提有多爽了，再加上知道了万奇空接二连三的祸事，在他眼里万奇空已经对自己造不成任何的威胁，自家莫奇神族不帮东陵神族出手抓捕他就不错了，以后自己的天子之位将无人可以撼动。长老们，你们换我。莫奇哲大笑着走来，意气风发。可当他看到刚好在屋内的苏九哥时，脸色煞变，唰的一下就变得苍白无比，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天敌一般，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苏九哥给他带来的阴影，现在还在心中挥之不去。万奇欧知晓两人矛盾，有意和解道：“哈哈，徐弟子，这便是我莫奇神族新的天子。之前小哲不懂事，与徐弟子您有所冲突，还请弟子您见谅，见谅。”说到这，莫奇欧看向莫奇哲，使了个眼色道：“小哲还不过来？”莫奇哲神色有些为难，他眼眸满是后怕之意，生怕苏九哥一个不好便对自己出手。苏九哥见状不在意一笑，说道：“放心，本弟子可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万奇哲又看了看万奇欧，见他点了点头，这才放心下来，直接上前抱拳道：“在下先前有眼无珠，不识弟子身份，多有得罪，抱歉。”言语恭恭敬敬的，算是真的知道怕了。开什么玩笑，自己现在虽然已经成为天子，但完全没有必要得罪这样一位有着至尊近乎道的存在。该有的都有了，何况此次神斗苏九哥或许还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大放异彩。他莫奇哲又不是傻子，自然是要多恭敬有多恭敬。苏九哥重新打量了他一眼，从气势上就压倒了他不值一筹，仿若他才是这里的主人，淡笑着道：“坐吧。”真没想到啊，现在成为天子了。莫奇哲有些尴尬的笑了笑，说道：“侥幸，侥幸。”莫奇欧在旁说道：“徐弟子，之前你们之间确定是有一些小摩擦，但小哲被我们教育一番以后，已经知道错了。小哲的修为的确是偏弱了些，
在神斗之上，还需徐弟子您多多照顾啊。一边说着，他一边拿出了一枚储物戒，十分客气地递了过去。徐弟子小小心意，不成敬意。万奇欧笑眯眯地说道。苏九哥不动声色地接过储物戒，神识探入。好家伙，储物戒之中装着密密麻麻的仙品灵石。要知道，在这个灵石极度匮乏的太古仙域内，一下子这么多的灵石可不多见。粗略估计，约莫有数万枚吧。莫奇神族为了这次神斗的名次，可谓是下了血本。虽然自己并不缺这些灵石，但也没有人会嫌弃灵石多。见莫奇神族如此上道，苏九哥点点头，好说好说。莫奇哲眼神一亮，有些激动。听欧长老说，眼前这徐弟子可是入圣境级别的人物，至少也是中期的实力。有这般大腿抱着，此次神斗排名绝对不低，自己也更有充分的把握坐稳这天子之位。莫奇哲直接端起一杯茶，十分自觉地替苏九哥满上，说道：“徐弟子，来，请。”这杯茶后，你我就当是重新认识了一番。不得不说，没了天命主角这般自带降智 buff 的光环存在，这些人的智商倒是提高了不少。苏九哥微微颔首，起身道：“茶我就不喝了，此次神斗有本弟子在，想要什么名次都取决你们莫奇神族。没别的事的话，就先走了。”说完，苏九哥便带着楚轩柔准备离开。他打算在这神迹之前将修为给提升到入圣境9重。此次收获颇丰，光是莫奇空一人所带来的反派值便不在少数，不消费留着过年吗？万奇欧与万奇哲见状相视一眼。莫奇欧，既然如此，那我等也就不打扰徐弟子您了。慢走。看着苏九哥离去的身影，莫奇哲有些好奇地询问道：“欧长老，这徐弟子真是入圣境中期的实力吗？”万奇欧看了他一眼，随后笑道：“怎么，你还不相信本长老所说的了？这位弟子实在是太神秘了，连本长老都无法完全看清其实力。不过我能够告诉你的是，这位徐弟子修为再入圣境中期，只高不低，明白了吗？此次神斗不指望你能出多少力，不要给这位弟子添乱就行。只要不遇到东境神族之人，前世是稳稳当当的。”什么？莫奇哲闻言心中狂喜，他本来还有些担忧，自己的实力在神界来说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有莫奇欧这句话，他可就放心了，一时间激动不已地说道：“我明白了，只是长老，这位徐弟子与万气空那个叛徒的究竟是何关系？会不会？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莫奇欧淡淡地说道：“我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莫奇空与这位徐弟子才刚刚相识不久，也不知那家伙是许诺了什么好处。徐弟子身份不凡，他可不是太古仙域之中的那些卑贱人族。小哲，你切记可要收好轻视之心，不要得罪了对方。”莫奇哲咧嘴一笑，说道：“欧长老，你放心，这我还是明白的。”府邸内，楚轩柔如同往常一样拿出了龙皇古琴，弹奏了起来，一缕缕悦耳动人的音律交织作响。苏九哥打开了系统商城，叮，系统商城琳琅满目的界面开启。苏九哥看了看自己当前反派值，77000，追随者的气运值共享提供了4万的反派值，再加上从莫奇空身上所收割的，现在的反派值足足有7万之多。苏九哥第一时间便毫不犹豫地将混沌经最后3卷给兑换，叮，消耗4万反派值，混沌经7、8、9残篇兑换成功。至此，混沌经总算是完全。岁月轮悠悠浮现在身后，苏九哥再一次给其充能满后，准备开始了修炼。而就在这时，身后的岁月轮发出了一丝异样的波动，从岁月轮之上迸射出了一道投影。苏九哥微微一愣，这是……在那投影之中，赫然浮现出了一头体型巨大、形态与至尊神猴有些许类似的凶兽。那凶兽浑身是暗紫色的，有着一对巨大的双翼，雷霆闪烁，看上去暴力狰狞。而在那头凶兽上，赫然乘坐着一位俊美不凡的男子，一头乌黑的发丝飞扬，连发丝上都闪烁着道韵符文，尤其是那对赤金色的双瞳与眉心间的火焰印记，显得格外的醒目。身姿高大，浑身霸气侧漏，一袭鎏金华服更加衬托出其的非比寻常。苏九哥见状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岁月轮为何会投射出这个？此人是谁？因为是投影的缘故，系统并不能够查看到他的面板。而这时，那投影之中的男子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朝着一处方向看去，在其身后与岁月轮一模一样的轮环缓缓浮现。盛阳霄咧嘴一笑，眼眸中满是傲然之色，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投影刹那间消失不见。岁月轮，苏九哥皱了皱眉头，心里有些许震撼，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有趣，有趣，与叶盛一样，同样是岁月轮的主人吗？这么说来，又是一个天命主角出现了。叶盛那件属于未来的岁月轮素被自己得到，如今只剩下古语经，也就是说，投影之中的那个男子，要么是从过去而来，要么便是现在。苏九哥眼眸闪烁，回忆起盛阳霄抹脖子的动作，喃喃道：“你是在对本弟子挑衅吗？有意思，既然这样，那就陪你玩玩。”盛阳霄的嚣张之举，的确是引起他的注意了。苏九哥脸色平静，淡淡道：“系统，我的岁月轮能够看到他的投影，那对方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叮，回答该问题需要消耗反派值500，消耗。现在的自己动辄就是收割上万的反派值，1000的反派值完全不是问题。是，系统的回应便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字。苏九哥眼眸微眯，低语喃喃道：“这么说来，他应该已经知晓了我的身份。算了，既然同为岁月轮的主人，那么早晚有一天他会自己送上门来的。”苏九哥也没有太过在意。经过了这一个小插曲，苏九哥重新开始了修炼。嗡，岁月轮散发出了时间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之下，周围的时间流速都发生了改变。凭借着独属于先天混沌体的优势，以及不间断地切换着吞噬神体，犹如饕餮一般贪婪吸收着那些仙品灵石的力量，
若是莫奇欧在此，定会大惊失色，因为自己所交给苏九哥的数万块仙品灵石，顷刻间就被吸收得一干二净。苏九哥浑身沐浴在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当中，就连他的发丝与肌肤都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白色光晕。琴音靡靡，岁月轮悠悠地旋转着。在这般极致的修炼环境之下，入圣境7重的修为一跃来到了入圣境8重。5日后，天域城内各方神族尽皆到场。万奇欧与一众长老们今日穿着一袭白袍，整洁无比，衣着得体。莫奇欧有些担忧地看向了一旁的下人，说道：“那位徐弟子呢？你可曾通知他今日是神祭开始的典礼？”下人有些犹豫地说道：“这已经通知过了。”万奇欧皱了皱眉头，此次神祭若是没有徐弟子参加，那么神斗可就不好办了。这时，一旁的莫奇哲开口道：“长老，我去看看吧，说不定是那位徐弟子有什么事情给耽搁了呢。”万奇欧点点头，说道：“快去快回，其他神族都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好耽搁太久。”说到这，万奇欧看向身旁的另一位长老，吩咐道：“老五，你去将莫奇雅那丫头也给带来，此去我们顺便将她交给东陵神族。”交代完后，五长老与万奇哲同时离开了此地。莫奇欧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在这关头，老实说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因为神斗一战讲究的就是一个配合。可那位徐弟子生性高傲，偏偏不愿与莫奇哲磨合一番，说仅凭他一人就行，这让莫奇欧有些为难。哎，算了，听天由命吧。神斗一事，尽力而为之。”苏九哥的府邸外，莫奇哲前脚刚一踏入，苏九哥的声音便响起：“今日应该就是神祭了吧？”莫奇哲微微一愣，随后抬头望去，只见在正前方，苏九哥与楚宣柔迎面来。今日苏九哥身着一袭墨色的锦衣，腰束紫金纹理带，上面弥漫着好看的花纹，眉宇轩昂，面容俊美，一头飘逸的黑发披肩洒落，龙行虎步而来，步伐凝实，这身行装更加衬托出了其超凡脱俗、霸道绝伦的气质。而一旁的楚宣柔则是天青色的绣裙，雪白的香肩裸露在外，身材窈窕，双峰坚挺饱满，美的不像话。莫奇哲微微一愣，他自认为自己也算得上的一表人才，但在苏九哥面前却仍旧感觉有些自惭形秽。这与生俱来那种尊贵不凡、高高在上的气质，便是自己学不来的。苏九哥淡笑着开口道：“我们走吧。”在修炼了一段时间以后，苏九哥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的深不可测，难以捉摸。莫奇哲这才反应过来，木愣地点了点头，说道：“哦，徐弟子，请。”在万奇哲的带路下，苏九哥与楚宣柔一并来到了府邸之外。一众莫奇神族的长老与弟子们在这里也已经恭候多时。在其身前是一座座先前在城中所看到由妖兽所拉载的车。饶是莫奇欧与其他的长老在见到苏九哥后，也不由得微微失神。那些莫奇神族的后辈们在见到了楚宣柔后，更是变得魂不守舍。万奇欧笑呵呵地说道：“不得不说，徐弟子当真是人中龙凤，风神俊朗啊！想老夫见识过的天骄妖孽也不少，但还从未见到过如徐弟子您这般样貌杰出之人。”苏九哥，长老过誉了，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万奇欧点点头，说道：“是急是急，时候也不早了，我们这就出发吧。”苏九哥不可置否，眼眸闪烁，忽然注意到了一旁笑盈盈的莫奇雅。莫奇雅蹦蹦跳跳的上前而来，娇声道：“好久不见呀，徐大哥。”苏九哥看了过，这时莫奇欧的传音响起：“徐弟子，此行我们要将万奇雅交给东陵神族，还请不要将他哥哥的事给说出去。”早在几日前，莫奇雅便苏醒了过来。为了保证将他平安无事的送到东陵神族之中去，万奇欧欺骗了他，告诉他万奇空现在正在东陵神族做客。苏九哥闻言点了点头，笑着点了点头。一行人随之上了马车。在车上，莫奇哲有些担忧地说道：“听说此次东晋4神族中圣阳神族天子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万奇欧闻言脸色微变，开口道：“圣阳天子，小哲，这件事可不好笑，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按照往常正常来看，但凡神祭之时，东晋4神族都不会派遣族内天子，顶多就是天女亦或是其他族内天骄而来。无他，只因为以东晋神族的实力，若是派遣族内天子前来，未免也太过以大欺小了。实力差距悬殊，让其他神族之人完全没有进入前4的机会。不过即便如此，神祭之中，东晋神族方随便派前来的天骄都力压群英，常年保持着前4名的位置不变。莫奇哲，这件事我也不太确定，只是前几日我与一些好友聚会之时，从他们口中听说的。据说圣阳神族到来的第2日，圣阳天子便随之降临在这天域城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莫奇欧，他们东晋神族的天子来此处作甚？小哲，这点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按照往年来看，我等所碰到4大神族的机会并不大。莫奇哲点点头，说是如此，但也没有谁能够保证对决是哪一个神族。他看向了一旁淡然自若的苏九哥，心里不禁暗暗想到，只希望这徐弟子的实力能够让自己莫奇神族稳稳当当的进入神斗前8。在莫奇欧的率领之下，一众人出了天域城，朝着东陵神族的领地而去。东陵神族此次神祭所设立的地点，乃是一处巍峨耸立的山峦之上，周围的道路平铺，铺着白色的大理石。途经路上遇到了不少同行的各方神族，他们皆是乘坐着形态各异的座驾，带领着一众族中小辈与天子天女而来。在那座群山之间，是一片空旷无比的场地，此地摆满了桌宴，四散而坐，中间是一座硕大的擂台。而在正前方，那是一层层石阶平铺的路段，巅峰之处的祭坛摆放着8尊神皇石像，栩栩如生，庄重宏伟地矗立在此地，眺望着远方，那便是所有神族之人的先祖。神祭开始的场地人群涌动，所在之人个个皆是锦衣玉服，气质非凡，无一不是动一动脚便能够让这太古仙域震动几分，各个神族当中位高权重的存在。哇，好大啊这里！莫奇雅眼眸闪烁，有些惊叹地说道：“这还是他第一次前来参加神祭。”
苏九哥打量了一眼此地，位于群山之巅，仙雾缭绕，来往宾客络绎不绝。一众人刚步入此地，便有模样俏丽的侍女相迎。莫奇神族的贵客，请跟我来。莫奇欧点点头，开口道：“东陵长风呢？”侍女微微一笑，轻声说道：“大长老与族长正在神祭台上，一会便下来。”莫奇欧看了眼那一座座台阶之上的祭坛，上方所在的正是此次神祭的举办方东陵神族一行人。在少女的带领之下，莫奇神族的一众人来到了偏北的地方落座，桌宴早就摆满了丰盛的食宴与美酒。少女告退一声，苏九哥与莫奇哲则是在一旁坐下。莫奇哲看向了苏九哥，笑着说道：“徐弟子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神族神祭吧？”苏九哥点点头，说道：“不知此次神斗是在什么时候？”莫奇哲一笑，神祭一共有3个阶段，分别是最开始的祭祖，然后便是神斗、赐福。一般来说，祭祖与赐福都不需要很久，唯有这神斗是决定这10年资源的归属权的，所以要麻烦一些。徐兄弟请看，那边落座的便是北冥神族，那是赤霄。莫奇哲一个个与苏九哥介绍道。现在到来的仅仅只有5个神族，还有其他几个神族也在陆续而来。苏九哥随意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南宫晴所在的南宫神族道，反之倒是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北冥轩。不知为何，今日北冥墨没在北冥轩身旁，在其身旁的是一位姿色妩媚的女子，两人之间有说有笑的。注意到了苏九哥的目光，本来对莫奇神族还不怎么在意的北冥轩转过头看了过来，他浑身一震，表情跟见了鬼一样。CC， 卧槽，怎么会是他？那人不正是前些时日在天域城中的打伤自己妹妹圣阳天子要找的那个人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莫奇神族当中？北冥轩瞪大了双眸，大为所震。一旁的妩媚女子有些疑惑地说道：“轩，怎么了吗？”北冥轩转过头，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说道：“没事。”他眼眸闪烁，思考着要不要将此事传给圣阳天子。不过转念一想，看苏九哥那架势，明显就是与莫奇神族有关，保不准也是来参加此次神祭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北冥轩咧嘴一笑，反正圣阳天子一会就到，这样一来，自己也算是有个交代了。北冥轩不再看苏九哥，咧嘴一笑，将那妩媚女子揽入怀中，说道：“玉儿，此次神祭我已经跟长老们沟通了，莫儿那边受了点伤，就让你与我一同而去吧。”苏九哥自然不知道北冥轩是那岁月轮毂的狗腿子，他看向了一旁神态有些拘束的楚宣柔，开口道：“怎么了？你怎么好像有什么心思似的？”楚宣柔张望了四周，有些担忧地说道：“公子，晴儿姐姐去了南宫神族一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还给她传了讯息，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苏九哥一笑，不在意地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无碍，她回到自己本族之中，能够出什么事？再者说，自己可以在追随者面板之中清楚地看到追随者的情况以及状态，若南宫晴有事，自己也会第一时间知道。”楚宣柔闻言，这才点了点头，放松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到来的各方神族之人也越来越多，青天神族以及南宫神族也陆续到来。不得不说，南宫神族那一头耀眼的红发醒目无比，每一位南宫神族之人皆是神采奕奕，气质超群。只可惜苏九哥未曾在那其中看到有南宫晴的身影，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南宫晴没来吗？这时，一旁不远处刚刚到来的青天神族长老带领着一众小辈们前来拜访。为首的青天神族长老笑呵呵地说道：“哦，长老来得早啊。”万奇欧见状起身拱手相迎，回道：“哈哈，我莫奇神族就在那天域城内，所以此行快了些。哦，长老，我这段时间倒是听说你莫奇神族之中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喜的事情，这莫非是真的？”青天神族的那名长老说道。万奇欧叹了口气道：“哎，别提了，是真的。”青天长老眼神大震，怪不得他没有在这人群之中看到莫奇空的身影，原来这件事不是传言。青天长老，抱歉，那此次神斗一事，你莫奇神族岂不是？莫奇欧哈哈大笑，我莫奇家现在有了更为合适的人选。哦，青天长老见状，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人？”他看向一旁的莫奇哲，心中暗暗想到：不会是他吧？莫奇哲的修为对于这神斗来说还是有些太低了。可当他目光停留在苏九哥身上时，微微一怔，咦，好陌生的面孔，此人不是莫奇神族之人。像是想到了什么，青天长老眼眸微震，惊呼道：“欧长老，你们莫非是打算用外援？”莫奇欧笑着点了点头，也没有否认。毕竟苏九哥代替莫奇神族之人参战一事，终究是瞒不住的。就在青天神族与万奇神族的长老们闲聊之时，另一边的青天神族天子天女也一并而来拜访。两人俊男靓女，文质彬彬，与莫奇哲、苏九哥招呼了一声后，便随着族中长老们离开。苏九哥眼眸平静，就静坐在凳子上打量着这来往的竞技神族之人。能够被族中长老所带领前来参加神祭的，无一不是神族之内的天之骄子，在这里保不准能够发现类似于莫奇空这般的天命主角。忽然间，像是发现了什么，苏九哥目光停留在了赤霄神族之中一位戴着面具、身着着黑色练功服的男子身上。那黑衣男子气息有些冰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感觉，仅仅是一个人坐在那儿，也无人与他去打招呼。别人不知道，可能够查看对方面板的苏九哥如何不知？苏九哥眼眸有些诧异，喃喃道：“莫奇空。”饶是他也一时间也没有将那赤霄神族之中的黑衣男子与万司空联系在一起。毕竟两人的气质实在是差距太大，而且无论是身形还是容貌上都发生了一丝的改变。若非是有着系统的帮助，别说是自己了，恐怕连在场的莫奇雅都无法认出眼前这位就是他的哥哥。而且令人意外的是，明明莫奇雅就在此处，那莫奇空竟然还无动于衷，能够忍住不去看来。但苏九哥却敏锐地注意到了莫奇空那紧握着的双拳，不禁咧嘴一笑，暗暗想到：妹妹就在这里，却不能够相认，想必你应该是忍得很难受吧？
此刻的莫奇空也不知道是通过了什么手段，混在一众赤霄神族之人当中。赤霄神族的族人们有不少对于天子的做法有所不满，瞥了一眼坐在那儿的万奇空，开口道：“天子，您真要让此人与你一同参加神斗？此人来历不明，真的可以信任吗？”“就是啊，我看之前天子您的那个追随者就很不错了，为何要突然换人呢？”赤霄神族的天子是一位身材壮硕的肌肉大汉，他的身高足足有2米多，留着络腮胡，身着的衣服甚至有些要崩开的架势。赤霄烈身着这件衣服，脸色明显的有些不自然，皱了皱眉头，喃喃道：“真想脱掉啊。”当听到一旁周围族人们的议论之声，赤霄烈豪迈一笑，大声道：“这件事你们就不必再多问了，我可是与长老们好好考虑商量过的。此人的实力可不在我之下，有了他的协助，我赤霄神族这次必将大放异彩，你说是吧？”“问明兄。”赤霄烈看向万司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眸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丝阴霾，笑呵呵地说道：“他知晓眼前之人的真实身份，作为赤霄神族的天子，他之所会让万奇空代表他赤霄神族参战，那正是因为自己前段时日遇到了万奇空此人。自己作为赤霄神族的天子，竟然轻而易举的便被莫奇空给击败了，而且莫奇空还不知给自己下了什么手段，以此来要挟自己的性命，这让赤霄烈对此人可谓是痛恨不已，但又不好发作。”戴着面具的莫奇空淡淡的扫了他一眼，眼神中透露出的警告意味可想而知。赤霄烈大笑一声，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一人回到了原位。已经正中午时分，除了东晋4大神族以外，各方神族都已到场，似乎对这种事是见怪不怪了，所以也没有人抱怨什么。莫奇哲倒是有些不爽的喃喃道：“这东晋神族每年都必须要故意推迟这么几分钟的时间，否则也不好显露出他们的身份。”苏九哥在旁饶有兴趣的说道：“这东晋神族真的有这么强大吗？”莫奇哲一愣，随后苦笑的解释道：“哎，徐兄弟，你有所不知，这东晋4大神族啊，曾经与我们并无什么区别，他们唯一的优势便是东晋先天的地域，那儿的资源与灵气可不是其他几境所能够比拟的。现在能够在东晋存在的神族，皆是曾经占领了东晋最后的赢家。不仅如此，那些与现在东晋4神族所争夺过的神族，都被其所吞并壮大。长久以往，东晋4大神族的势力便与我们其他3晋神族所拉开的越来越大。”苏九哥闻言微微颔首，原来是祖上的福音啊！而就在两人交谈之时，遥远的苍穹外，一道响彻天际、嘹亮无比的凤啼声响起。一时间，天空中风起云涌，云层被破开，一道体态约长达数百米、神俊无比的赤鸟穿梭过云雾之中，化作一道红色的光芒而来。吼！震耳欲聋的兽吼之声响起。紧接着，在其身旁又是3头太古异兽疾驰。天空中，一匹高大威猛的青色天马踏空而来，不远处有狰狞无比4狮4虎的大胸征军灵，最后的是体型最为巨大，遮蔽了这半边天的遨游于空中的大鲸。恐怖的气息弥漫至了整个神祭场地之内。正在上方祭坛之中的东陵神族族长与大长老东陵长风等人见状相识一眼，赶忙从神祭台之上步步下来。场内的各方神族之人无不仰望天空，更有小辈有些不满的低语道：“这东晋神族之人每次都非要搞这么大阵仗而来，做给谁看啊？古元神族、圣阳神族、玉歌神族、天元神族，任谁都知道是东晋4大神族之人降临了。4头体型庞大的异兽之上，乘坐着一位位气息惊人、模样俊美的少年少女，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脸色充满着高傲与不屑，眼神中尽带着睥睨之色。有人打量着下方的一众神族之人，咧嘴一笑道：“这便是此次神祭的其他神族的天骄，我看也不过如此。看来这次神祭又将是我4大神族的表演了。”哈哈！此言一出，周围的其他东晋神族天骄们纷纷大笑了起来。哪怕是在这太古仙域的神族之中，也具有十分强大鄙视链。东晋4神族认为，唯有他们才算真正的神族后裔，瞧不起其他神族所有人；而神族之内又瞧不起那些血脉不纯之人与神族之外的种族。如此往复，一层又一层，就犹如一个金字塔一般，站在顶尖的永远都是东晋神族的人。东晋4神族极具排面的来临，让场内顿时间风起云涌，狂风大作。青色天马挥动着双翼，缓缓朝着地面落下，卷起强烈的气流，将场地内所摆放的瓜果零食洒满于天际。苏九哥脸色平静地看着那些异兽之上的东晋神族之人，不得不说，他们的修为的确是比其他神族之人高上了不少，所来之人中最低也是神王境的实力。而唯有圣阳神族的那头大胸征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仅仅是苏九哥，凶兽征那狰狞暴力的模样，让不少神族之人心里发悚，喃喃道：“圣阳神族那是什么凶兽？为何看上去如此恐怖的样子？”在那头凶兽征之上，有着一位哪怕是在这一众俊男靓女的神族之人都显得格外出众的俊美男子。男子两眉之间那一抹火焰印记格外的醒目，锦衣玉服，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稳，但眼神深处却格外的傲然与自信，就如同人群之中最为耀眼的太阳一般，不可直视。苏九哥眼眸微眯，姓名圣阳霄，身份天命主角，曜日神皇转世，圣阳神族天子，年龄27，性格唯我独尊，自负霸道，境界入圣境巅峰，体质曜日神体，功法宝物，生平经历仙古时期神族曜日神皇，得岁月轮毂从仙古时期而来，觉醒记忆，当前气运值28万，28万的气运值，这已经无限的接近于纪元主角秋莲月了。而且其入圣境巅峰的修为，让苏九哥不得不注意。苏九哥眼眸闪烁，咧嘴笑道：“拥有岁月轮重生流的天命主角，有点意思。而且不同于准帝叶圣，眼前这位是实打实的大帝级别的人物，而且绝对是最为顶尖的那一批大帝重生。仙古时期的巅峰，从那仙古遗迹之中便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浑身地血有些滚烫沸腾，
已经好久没有这种令人兴奋的感觉了。这般人物，方才是如今整个诸天与太古仙域的顶尖妖孽。苏九哥的右手有些轻微的颤动，感受到了黑黄渊几的呼喊。黑黄渊几迫切的想要与此人一战。同样的，当苏九哥打量着对方时，盛阳霄同样也在打量着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人是第一次相见，但同为岁月轮之主，哪怕是在这数千人群之中，也一眼便注意到了对方。凶兽争之上的盛阳霄嘴角扬起，挑衅似的看了苏九哥一眼：“就是你吗？”自己寻找了许久的从未来而来的岁月轮宿之主。两人的视线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正在太古凶兽争之上的一众圣阳神族的天骄们有些兴奋，看着盛阳霄的目光格外的敬畏。这可是真啊！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能够坐上这样的大凶之兽。我听说我神族先祖之中，曜日神皇的坐骑便是一头成年的狰，实力强大。随着曜日神皇征战四方，其余神族之人也是十分注意盛阳霄。下方的一众神族老祖们当见到盛阳霄时，无一不是面色大惊失色。这是盛阳神族的天子。感受着盛阳霄那股无法窥探的强大气息，甚至不比在场的一些长老要弱，这让各方神族的大能们皆是心头一震，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时，从祭坛之上传来一道豪爽无比的大笑声：“哈哈，我东陵神族协族人恭迎东晋四神族大驾光临。”东陵神族长与一众东陵神族之人从阶梯上匆匆而来，来到东晋四神族的对位之前，拱手道：“诸位到此，这样一来，神祭便可以开始了。”四大神族之人纷纷从异兽之上下身，脸色高傲地看着在场的一众神族，仿佛城里人在看乡下人一般。面对东陵神族的奉承，古元神族此行前来的长老微微颔首，与其他几个神族带领着族中的小辈们前去落座。作为东晋神族，他们所坐的位置自然也是最好的。而盛阳消下了凶兽争，二话没说便直直地朝着苏九哥而来。他此行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神族神斗，仅仅是为了一人，那便是苏九哥。甚至作为曜日神皇，哪怕岁月轮宿之主，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独属于他的自傲。盛阳霄步伐沉稳，龙行虎步，一头如墨的长发披肩，气质霸道尊贵，不在苏九哥之下。这一幕自然也是被各方神族之人注意。东陵族长眉头微皱，可一旁的东陵长风却想到了什么，附耳小声说了几句。东陵族长脸色瞬间大变，不可置信地看向了圣阳神族的长老，说道：“这位可是贵族的天子？”圣阳长老脸色傲然地点点头：“正是。”场内一众人都感到不解，他要去做什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此人就是圣阳神族的天子吧？这神迹上竟然会来东晋神族天子，这还是头一遭。我可曾听闻圣阳神族的这代天子实力远超从前，在神王境时期便一人挑翻了不少入圣境的长老。据传闻，其真正实力可战圣境。这怎么可能啊？神王境对决圣境，饶是莫其空都不由得看了过去。盛阳霄身上的气息让他感觉格外的眼皮直跳，心中似乎暗暗有一个声音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莫其空心潮汹涌澎湃，这便是东晋神族天子的压迫力吗？连一向自认为是妖孽的莫其空都不由得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咦，等等，那个方向是……莫其空朝着莫其神族看去，瞳孔一缩，只见盛阳霄恰好停留在了苏九哥的身前，近距离的接触，这股令人忍不住俯首称臣的霸道强大气息，让莫其哲差点给吓尿了，仿佛自己在此人眼中不过是一个渺小无比的蝼蚁一般。不仅仅是他，身旁的几位莫其神族长老也是脸色微变。莫其欧有些尴尬的说道：“见过盛阳天子，不知天子，你就是素的主人吧？”他话还没说完，便被盛阳霄给打断道：“除了苏九哥以外，盛阳霄可谓是看都没有看他们任何人一眼，神态淡漠且孤傲，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正在座椅上的苏九哥道：‘苏之主，不知你可否有看到过自己的下场？’一上来便是如此直言不讳的话语，言语间高高在上，仿佛苏九哥说一句话都是赏赐一般。盛阳天子怎么会去呢？那个男子又是谁？不是莫其神族？莫非是盛阳天子所认识的故友？我看不太像。”盛阳霄这一举动无疑让莫其神族成为了全场的焦点，毕竟从未听说过盛阳神族与万岐神族有什么交际瓜葛的。莫其哲心里一震，翻江倒海，他满是不解地看着一旁的苏九哥，那表情费解无比，仿佛在说：“不是，你们两个认识？”苏九哥面色平静，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眼前的盛阳霄。“你们天命主角都这么喜欢装吗？”苏九哥淡淡地说道。“看到了。”盛阳霄，哦。苏九哥轻笑一声，盯着他悠悠说道：“你的下场会很惨。”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无不心惊肉跳的，莫其欧更是眼皮狂跳，呼吸一滞。虽然不明白他们之间在说什么，但苏九哥这一番话无疑就是在挑衅盛阳天子。盛阳霄不怒反笑，狂妄无比地说道：“依我看，这话是应该反过来说的吧？苏之主，你的那件东西我要了。”说话间，盛阳霄看向一旁的楚宣柔，眼眸挑衅似的说道：“还有你的女人。”轰！苏九哥眼皮都未曾抬过一下，指尖轻轻一挑，桌上茶杯瞬间朝着盛阳霄而去。在他精巧的力量操控之下，茶杯携带这一股恐怖骇人的力量，让在场一众人面色大惊。饶是远处的东陵神族，也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幕。在这里，竟然有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东晋神族的天子出手。如今苏九哥的实力依然是入圣境巅峰，他所释放出的神魔之气，绝非寻常之人所能够抵御。可盛阳霄却面色平静，大笑一声说道：“怎么，忍不住动手了吗？”刚好他也想要看看眼前这一位从未来而来的岁月轮宿之主的实力究竟是有多强。
盛阳霄纹丝未动，同为入圣巅峰的他，直接毫无保留地倾泻着自身那股强大无比令人臣服的威压，在其身前蓦然形成了一道漩涡，稳稳地接住了那茶杯。盛阳霄不屑道：“不过如此。”“哦，是吗？”苏九哥略带戏谑地说道。咔！那盏茶杯突然弥漫起一丝裂纹，从中迸发出了强大无比的神魔之力，当即炸开，猝不及防，轰！无数碎片朝着场内溅射而去。哼！盛阳霄脸色有些阴沉，向后退去一步。虽然这力量并不能够伤害到自己的一丝衣角，但这茶杯之中所蕴藏的力量是连自己都未曾料到。当感受到这股力量，在场的各方神族皆是心中大震，任谁都能够明白，这虽然是一次简单的交手，但那圣阳神族的天子明显是没有料到那茶杯会炸裂的。莫奇神族的那位究竟是何人？圣阳天子的刚刚所释放出的气息实在是太过可怕了，甚至不弱于我族长老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至少的是入圣境巅峰吧？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那坐在凳子上的莫奇神族之人也不在话下吗？这一刻，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苏九哥。圣阳神族的众人们皱了皱眉头，显得很是不悦。而东陵神族族长却是眼眸闪烁，低声道：“大长老，此子是何人？”东陵长风也是受到了不小的震撼，开口道：“那是来自诸天地族的弟子，只是我没有想到其实力会如此之强。”此刻东陵长风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将那个卑贱的奴隶交给他，与之交好。诸天，东陵族长蹙了蹙眉头，有些不解：诸天的人是怎么来到我太古仙域的？而另一边，盛阳霄脸色不太好看，虽然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在外人的眼中明显是有些吃瘪。他冷哼一声，开口道：“素之主仅仅只会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吗？”苏九哥淡笑：“彼此觊觎别人的女人，这便是神族天子的所谓吗？可是有点让本弟子失望了。”苏九哥慵懒地坐在凳子上，打了个哈欠：“还打吗？不打那我可休息了。这神斗如果都是这种货色的话，那这趟太古仙域之行可真是有些太过无趣了呢。”盛阳霄冷笑说道：“吾记住你了，素之主。今日是无神族神迹，暂且先放过你。听说你是要代替这莫奇神族参加神斗，神斗之上，我会让你明白你我之间实力差距的悬殊。”哈哈！语落，盛阳霄傲然无比，头也不回地朝着圣阳神族的方向走去。从刚刚苏九哥的手段之中，不难猜出对方的境界不在自己之下。可他作为仙古时期的曜日神王，手段是何其之多，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这一小插曲，就连东境神族之中其他3族也都一同注意到了苏九哥。毕竟这可是连圣阳神族天子都注意的人，实在是很难不令人有所怀疑。两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什么嘛？不过是一个人族，怎么会出现在我神族的神迹上？啧，我看着莫奇神族应该是后继无人了吧？不过连圣阳霄都关注的人，说不定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要知道，我族玉歌天子可是将圣阳天子视作毕生的对手，若是知晓了，恐怕也会一并跟来，不少人津津乐道。就连一旁万四神族的一众长老与后辈看苏九哥的眼神都变得更为好奇与震撼了。待圣阳霄走后，莫奇哲这才如释重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刚刚圣阳霄在针对苏九哥时，坐于苏九哥旁边的他也不能幸免。没有人知晓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莫奇哲心有余悸地说道：“那个徐弟子，您莫非是与那位圣阳天子认识？”仅凭他的脑子，实在想不出圣阳天子究竟是为何回来找苏九哥的。东境神族那可是整个太古仙域内最为尊贵高高在上的势力啊，而其族内天子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走到哪里都要被人敬仰的存在，绝非普通神族天子天女地位所能够比拟的。莫奇哲心底那是10000个疑问。苏九哥淡淡的说道：“我说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你信吗？”莫奇哲一愣，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他的想法。苏九哥咧嘴一笑，看着远处落座的圣阳霄身影，颇为有些玩味道：“也不知道所谓的东境神族天子的实力究竟如何。”莫奇哲在旁听得心惊肉跳，脑龟则嗡嗡的。这徐弟子该不会是还想与那位圣阳天子决斗吧？远处隐藏身份的莫奇空眼中充斥着忌惮，此次神迹，圣阳天子与徐兄绝对是自己的大敌。不过当看到妹妹平安无事后，莫奇空一颗高悬的心也放了下来，暗暗想到，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果然如徐兄所说，东陵玉死后，自己的妹妹状态果然好上了不少。接下来只要夺得此次神斗前8名，获得奖励与赐福，得到巨大的好处后，自己便可以重新回莫奇神族之内，重新将自己的妹妹给接回。到那时，海阔天高任鱼飞，什么狗屁东陵神族还想要找自己，根本门都没有。苏九哥的出现，让莫奇空意识到了太古仙域外还有着更为广阔的诸天万界，那儿不仅地域极其的辽阔，资源也是太古仙域的几倍。念及此处，莫奇空咧嘴一笑，妹妹身上的诅咒已减，这样一来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而就在这正在幻想美好的未来之时，远处的东陵长风离开了东陵神族的队伍，来到了莫奇神族这边。只见他不知与莫奇欧说了些什么，随后莫奇欧便将莫奇雅给推了出来，让其跟随着东陵长风所离开。莫奇空瞳孔一缩，一时间心境浮动，入圣境的气息泄露而出。周围的赤霄神族之人见状无不大惊，眼前这戴面具的男子竟然是一位入圣境的强者。妹妹，面具之下，万奇空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那对眼眸之中满是滔天的杀意，近乎于咬牙切齿的低声喃喃道：“莫奇欧，你该死！”自己杀了东陵长风的亲子，万奇雅跟随东陵长风离去，明显就是东陵长风打算以此来威胁自己现身的卑鄙手段。妹妹是自己的软肋，万奇空是绝对不容许万奇雅受到一丁点的伤害的。他沉重的喘着粗气，眼眸不断闪烁着摄人的光芒，让一旁的赤霄烈看得有些毛骨悚然。这家伙不是疯了吧？冷静，我要冷静。莫奇空在心中不断的暗暗告诫自己。
现在是神迹的时间，作为东陵神族的大长老，东陵长风是绝对不可能对自己妹妹做些什么，至少也是得神迹之后。自己只要在神迹后想办法将妹妹给救出，对方便威胁不到自己。莫奇空看了眼对面万骑神族内的苏九哥，传音道：“徐兄，徐兄。”对面正在与一旁莫奇者有说有笑的苏九哥微微一愣，当听到这个声音时，嘴角微微扬起，这就坐不住了。他知道，就算万四空再怎么装作不在意，当看到妹妹被东陵长风给带走后，都会坐不住的。究竟妹控可不是说说而已。苏九哥朝着四周看了看，万四空的那道声音又一次响起：“徐兄，还请见谅，不用寻找了，我的身份暂时不能暴露。我想要拜托你一件事，还请徐兄弟您在此次神迹过后，帮我牵制住东陵长风片刻。事成之后，我会赠予一件地兵给你。当然，这件事我也不会强求。若是同意的话，徐兄弟你就点点头，我能够看见。”送财童子又来了。苏九哥微微颔首，远处的莫奇空见状眼眸一亮，徐兄弟答应了。既然如此，这就好办了。只要徐兄弟拖住东陵长风，此次神迹结束以后，凭借自己那神鬼莫测的空皇神体的空间神力，自己便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妹妹莫奇雅给救走。拜托苏九哥，这也属实是万四空的无奈之举。毕竟整个神族之中，与自己交好的可没有几个，也唯有苏九哥的身份才能够留下东陵长风。莫奇空咧嘴一笑，至于那件所谓的地兵，哼，拿了自己这么多宝物，自己断然是不可能交给对方。他打算待苏九哥将东陵长风给拖住之后，就和妹妹远走高飞。至于之后万奇雅失踪，必然会牵连到苏九哥的身上，但那也早与自己无关了。莫奇空从来都是一个利己主义者，除了妹妹，任何人都可以舍弃，何况是一个才刚认识不久便让自己大出血的苏九哥。可他却不知道的是，在这一次的神迹上，苏九哥所想要对付的可不仅仅是圣阳萧一人，更是打算直接就地处决他这个天命主角，将其压榨得一干二净。苏九哥低垂着眼眸，看向一旁的楚宣柔，开口说道：“宣柔，去告诉那位东陵长老，本弟子知晓莫奇空在哪。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便让他拿一件地兵出来。东陵长风可不是天命主角，地兵这种东西珍贵无比，但对于一个神族大长老来说，咬咬牙还算是能够拿出来的。”楚宣柔微微一怔，随后点头说道：“明白了，公子。”苏九哥眸光悠悠，地兵这种东西自然是越多越好，谁也不嫌多。他的目的可是打算吃两头。随着东晋四神族的到来，整个场地内逐渐热闹了起来，不少神族之人都互相拜访，而莫奇神族这边却空无一人。因为之前苏九哥这边似乎与那位圣阳神族天子有所矛盾的关系，就连一向与莫奇神族亲近的青天神族也都疏远了不少。莫奇欧心情复杂，一时间不知让苏九哥代替莫奇神族参加神斗是好是坏。东陵神族那边，东陵族长正在与一众长老们商议神迹举行仪式。东陵长风族长，我看各方神族之人都已经陆续到场了，那么现在这神迹应该是可以开始了。东陵族长点点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苏九哥的方向，说道：“此次圣阳神族天子大驾光临，不容小觑。只是那莫奇神族那位又究竟是何人？大长老，你前几日去莫奇神族拜访，可曾见到过此人？”一提及莫奇神族，东陵长风眼中便闪过一丝痛恨之色。若非的莫奇空，自己那唯一的独子也不会死。同样的，他也将整个万奇神族给恨上了。东陵长风族长，那位可并非是莫奇神族之人，其身份不凡，说出来您可能不太相信。此人乃是从诸天万界而来的地族弟子。什么？在场的几位长老们无不大惊。诸天弟子？那圣阳天子又怎么会认识他？东陵族长也是有些诧异道：“诸天之人来我太古仙域做什么？”东陵长风摇摇头，开口道：“这么看来，或许此人是与那位圣阳天子有所恩怨而来的，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而就在这时，不远处楚宣柔缓缓来到东陵长风身边，缓缓开口道：“这位长老。”东陵族长见状，看了眼东陵长风，道：“长风好像是来找你的。”“找我？”东陵长风有些不解。楚宣柔此女他有些印象，是一直都跟随在那位地族身边的侍女，莫非是那位弟子有什么话想要转告给自己？作为神族大长老，东陵长风一眼便猜出了楚宣柔来到这的目的。东陵族长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开口道：“时候也不早了，既然如此，我等就想去祭坛之上，你一会再过来。”东陵长风点点头，明白。在东陵神族一众人走后，东陵长风这才朝着楚宣柔说道：“这位姑娘，不知所为何事？”楚宣柔微微一笑：“是我家公子让我前来，有句话想要转交给大长老您的。”“哦，那位弟子？”东陵长风看了眼远处万奇神族所在位置的苏九哥，眼眸闪烁，说道：“请说。”楚宣柔红唇微张，小声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东陵长风在听闻过后，脸色一瞬间就变得阴沉无比，眼中充满着杀意，紧盯着他沉声道：“此言当真？”楚宣柔一笑，反问：“我家公子之言，岂会有假？若是长老您相信，待呈上公子所需之物，这次神迹，我家公子自然是有把握将他给揪出来。你让我考虑考虑。”东陵长风脸色不善，一件地兵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小事情，但与自己儿子惨死的仇恨相比，让东陵长风很快就做下了决定。好，这件事我答应你，回去转告你那位弟子，此次神斗开始之前，我会让族人前来送上一件地兵。楚宣柔微微欠身，随后离开。东陵长风紧握着双拳，虽然不知为何那位徐弟子有把握帮自己找到莫奇空那个小畜生，但只要有一丝希望，自己也不会放过。小小入圣境便能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杀人，还平安脱逃。若是等他修炼有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论是对自己还是整个东陵神族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隐患。东陵长风的手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玉牌，这是族内老祖东陵苍玄所交给自己的。
其中蕴藏着东陵苍玄的一道大神通，只要再次见到万气空，有了老祖所赐予的这枚令牌，便能够让万气空那神鬼莫测的能力无法动用。楚宣柔重新回到了苏九哥身旁，公子，东陵长风答应了。苏九哥点点头，赞许道：“做得不错，接下来就等着万气空那个家伙给我们展示一出好戏吧。”咚咚，话音刚落，整个场地内便顿时间响起了一道沉闷厚重的声音。此刻，所有神族之人都不约而同地眺望向了一个方向，那便是祭坛之上。莫奇哲在旁轻声提醒道：“徐弟子，神祭开始了。”上方的祭坛之处，东陵长风双手重重地拍击在最中央的一座大鼎之上，由那祭天的大鼎中响彻起了庄重肃穆的洪亮声音。大鼎轻颤，东陵神族族长缓缓上前，俯瞰着下方一众到来的神族之人，大声说道：“既然诸位都已经到齐了，那么现在我宣布，神祭仪式现在开始。”轰！雨落，东陵族长身侧所站立着的长老们，在东陵长风的带领之下，一个接着一个井然有序地将手中香烛插在了大鼎之上。紧接着，苍穹之中盘旋云层的赤色神鸟将爪下之外放下，天空洒落下赤色的兽血，一头头体态巨大、庞然大物的妖兽尸体轰然坐落在祭坛之上。5月，祭8大神皇。东陵长风高呼一声，清脆悦耳的古老音乐响起，东陵神族的小辈们身着奇装异服，开始奏起了特殊的舞蹈。下方的盛阳霄正百无聊赖地喝着酒，瞥了一眼祭坛上方的东陵神族，有些不屑地喃喃道：“花里胡哨。”作为仙古时期的8大神皇之一，曜日神皇的他自然清楚地知晓神族神祭代表着什么。所谓的神祭神斗，无非是后辈们为了形式上所增加的项目，而神祭真正的意义，那便是赐福。那矗立在此的8尊神皇雕像之中，都蕴藏着自己与其他的7尊神皇所留下的特殊力量，其不仅能够令人的血脉变得更为的纯粹，更是可以得到自己等人的传承。不过传承之力有限，所以神族后人们才搞出了神祭仪式，美其名曰唯有神斗前5才能够沐浴，并且接受先祖的赐福。对于这神祭，盛阳霄可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自己便是8大神皇之一，若非是岁月轮宿之主在此，他根本都不会来到此地。盛阳霄看向了远处的苏九哥，低声喃喃道：“苏之主，希望你不要让我感到太过无聊吧。若是太简单，那就没意思了。”在他心里，唯有自己才应该是岁月轮真正的主人。在一系列繁琐的举行之下，神祭的开幕式很快便进入到了中期，整个场内的气氛也变得浓郁了起来。各方神族天骄与长老们都有说有笑的交谈着。值得一提的是，东晋4神族的年轻一辈从来不与其他神族之人有所交流，自发形成了一个圈子。在场之中，除了南宫神族拜访古元神族得到了回应以外，其他神族前来东晋4神族之人无一不是面容傲然，不予搭理。北冥轩也一人来到了盛阳霄这里拜见，见过大人。大人所要找之人，可是那位？盛阳霄微微颔首，是他。做得不错，北冥轩。盛阳霄随手丢去了一枚珍贵无比的丹药，淡淡道：“此丹可助你突破入圣。”北冥轩闻言，脸色大喜过望，激动不已地接过丹药，说道：“多谢大人馈赠。”盛阳霄脸色平静，北冥轩也算是自己觉醒记忆后所收下的第一个追随者，也帮自己办了不少事。盛阳霄开口道：“如果我没记错话，一会应该就是神斗了吧？”北冥轩点头：“是的，大人，怎么了吗？”盛阳霄手指轻轻敲着桌子，道：“去告诉东陵神族的那些家伙们，神斗对决上，无恙那莫奇神族第一个抽到的便是我盛阳神族。”什么？北冥轩闻言面色大惊。这，大人，神斗素来都是由东晋神族之外的各方神族比斗，随后胜者方才有资格挑战东晋神族之人，这么做恐怕是有些不妥吧？盛阳霄挑眉，眼眸孤傲道：“这太古仙域，难道不是我东晋神族说了算？本天子的话便是规矩。”北冥轩面露难色，这不是为难人吗？您老去那莫奇神族，怕是屁都不敢放一个，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北冥神族天子，而且北冥神族本就与东陵神族有所过节，自己过去了，不被一巴掌抽飞都算是好的了。北冥轩眼珠子转了转，开口道：“大人，您若是想要对付那人，为何不妨让其他神族之人先手？”盛阳霄眯着眼：“你是在质疑吾的实力？”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着北冥轩，北冥轩额头大汗，赶忙说道：“不，大人，您贵为万金之躯，身份尊贵，若是那弟子连击败其他神族之人的本事都没有，那更是不配作为大人您的对手。您什么身份？他又是什么身份？何必一上来就玷污了您的手呢？”盛阳霄闻言沉吟了一会，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微微颔首，淡淡道：“也是，既然如此，那就看看吧。”北冥轩松了一口气，告退一声，有些嘲讽地看了苏九哥一眼。作为盛阳霄的手下，盛阳霄的实力，北冥轩可是素有耳闻，被这位大人给惦记上，恐怕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场内的热闹非凡。这时，东陵神族来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东陵神族的天女东陵青青。东陵青青来到了苏九哥身旁，见面便笑嘻嘻地开口道：“徐弟子，是长风长老让我来的，这是你要的东西。”东陵青青随手甩出了一枚储物戒，这一幕让一众莫奇神族的诸位都有些疑惑。苏九哥在接过了那枚储物戒之中，神识扫入看了一眼，储物戒之中摆放着一件散发着地气的宝剑，那赫然是一件地兵。只是从其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这仅仅只不过是一件下位地兵而已。苏九哥也没太在意，将其给收好。可以了，东陵轻轻笑着说道：“徐弟子，长风长老还让我告诉你，希望你别忘了与他的约定。”说到这，东陵轻轻不由有些好奇地询问道：“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约定啊？这么神神秘秘的？”苏九哥淡淡地说道：“这件事，你应该问的是那位长老，而不是问我。”东陵轻轻有些自讨没趣地说道：“
不愿说就算了。不过万气空那家伙可真是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此次神迹过后，你还是快离开墨气神族吧，这件事恐怕是不会这么轻易就结束。他好心提醒道。虽然有些不喜东陵玉，但对方毕竟也同样是他东陵神族之人。天子本就是异族的牌面，莫奇空这么做挑战的，无疑是整个东陵神族的威严。这么一来，就算莫奇空不是当日袭击东陵神族采石渊的凶手，东陵神族也都不会放过他了。东陵轻轻随便聊了几句，也没有久留，最后说道：“徐弟子，期待你神斗之上的表现。”说完，东陵轻轻便蹦蹦跳跳的走了。不远处，赤霄神族内的万司空也没有怀疑什么，在他眼里，这只不过是徐弟子与东陵神族神迹结束之后，为自己争取充足时间的交涉。半个时辰过后，在拜访了一个个神族以后，东陵族长笑呵呵的起身问道：“诸位不知可都吃过瘾了？”哈哈，东陵族长，依我看，还是赶快开启神斗吧，我族小辈们都有些等不及了。青天神族的一位长老笑着说道：“吾等东境四神族时间宝贵，东陵族长直接开始吧。”说话之人是玉歌神族长老，见有东境神族的大人发话，东陵族长也不墨迹，而是直接大声道：“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便是各方所期待已久的神斗之战，长风可以开始了。”东陵长风点点头，踏空来到了场内空旷无比的中央，声音洪亮，大声言道：“此次神斗之比，无竞技神族4境共计采石渊108座，金铁、玉脉等资源上千，新增采石渊11，以排名先后所分配。”他条条框框地讲述了一大堆，皆是太古仙域内的所有资源。在说完这些，东陵长风眸光扫视各方神族，说道：“请各方神族平天彩头。”随着东境四神族的到来，整个场地内逐渐热闹了起来，不少神族之人都互相拜访，而墨奇神族这边却空无一人。因为之前苏九哥这边似乎与那位圣阳神族天子有所矛盾的关系，就连一向与墨奇神族亲近的青天神族也都疏远了不少。莫奇欧心情复杂，一时间不知让苏九哥代替墨奇神族参加神斗是好是坏。东陵神族那边，东陵族长正在与一众长老们商议神迹举行仪式。东陵长风族长，我看各方神族之人都已经陆续到场了，那么现在这神迹应该是可以开始了。东陵族长点点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苏九哥的方向，说道：“此次圣阳神族天子大驾光临，不容小觑。只是那墨奇神族那位又究竟是何人？大长老，你前几日去墨奇神族拜访，可曾见到过此人？”一提及墨奇神族，东陵长风眼中便闪过一丝痛恨之色。若非的墨奇空，自己那唯一的独子也不会死。同样的，他也将整个万奇神族给恨上了。东陵长风族长，那位可并非是墨奇神族之人，其身份不凡，说出来您可能不太相信。此人乃是从诸天万界而来的地族弟子。什么？在场的几位长老们无不大惊。诸天弟子？那圣阳天子又怎么会认识他？东陵族长也是有些诧异道：“诸天之人来我太古仙域做什么？”东陵长风摇摇头，开口道：“这么看来，或许此人是与那位圣阳天子有所恩怨而来的，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而就在这时，不远处楚宣柔缓缓来到东陵长风身边，缓缓开口道：“这位长老。”东陵族长见状，看了眼东陵长风，道：“长风好像是来找你的。”“找我？”东陵长风有些不解。楚宣柔此女他有些印象，是一直都跟随在那位地族身边的侍女，莫非是那位弟子有什么话想要转告给自己？作为神族大长老，东陵长风一眼便猜出了楚宣柔来到这的目的。东陵族长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开口道：“时候也不早了，既然如此，我等就想去祭坛之上，你一会再过来。”东陵长风点点头，明白。在东陵神族一众人走后，东陵长风这才朝着楚宣柔说道：“这位姑娘不知所为何事？”楚宣柔微微一笑：“是我家公子让我前来，有句话想要转交给大长老您的。”“哦，那位弟子？”东陵长风看了眼远处万奇神族所在位置的苏九哥，眼眸闪烁，说道：“请说。”楚宣柔红唇微张，小声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东陵长风在听闻过后，脸色一瞬间就变得阴沉无比，眼中充满着杀意，紧盯着他沉声道：“此言当真？”楚宣柔一笑，反问：“我家公子之言岂会有假？若是长老您相信，待呈上公子所需之物，这次神迹，我家公子自然是有把握将他给揪出来。你让我考虑考虑。”东陵长风脸色不善，一剑地兵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小事情，但与自己儿子惨死的仇恨相比，让东陵长风很快就做下了决定。好，这件事我答应你，回去转告你那位弟子，此次神斗开始之前，我会让族人前来送上一件地兵。楚宣柔微微欠身，随后离开。东陵长风紧握着双拳，虽然不知为何那位徐弟子有把握帮自己找到莫奇空那个小畜生，但只要有一丝希望，自己也不会放过。小小入圣境便能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杀人，还平安脱逃。若是等他修炼有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论是对自己还是整个东陵神族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隐患。东陵长风的手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玉牌，这是族内老祖东陵苍玄所交给自己的，其中蕴藏着东陵苍玄的一道大神通。只要再次见到万气空，有了老祖所赐予的这枚令牌，便能够让万气空那神鬼莫测的能力无法动用。楚宣柔重新回到了苏九哥身旁。公子，东陵长风答应了。苏九哥点点头，赞许道：“做得不错，接下来就等着万气空那个家伙给我们展示一出好戏吧。”咚咚，话音刚落，整个场地内便顿时间响起了一道沉闷厚重的声音。此刻，所有神族之人都不约而同地眺望向了一个方向，那便是祭坛之上。莫奇哲在旁轻声提醒道：“徐弟子，神迹开始了。”上方的祭坛之处，东陵长风双手重重地拍击在最中央的一座大鼎之上，
由那祭天的大鼎中响彻起了庄重肃穆的洪亮声音。大鼎轻颤，东陵神族族长缓缓上前，俯瞰着下方一众到来的神族之人，大声说道：“既然诸位都已经到齐了，那么现在我宣布，神祭仪式现在开始。”轰！雨落，东陵族长身侧所站立着的长老们，在东陵长风的带领之下，一个接着一个井然有序地将手中香烛插在了大鼎之上。紧接着，苍穹之中盘旋云层的赤色神鸟将爪下之外放下，天空洒落下赤色的兽血，一头头体态巨大、庞然大物的妖兽尸体轰然坐落在祭坛之上。5月，祭8大神皇。东陵长风高呼一声，清脆悦耳的古老音乐响起。东陵神族的小辈们身着奇装异服，开始奏起了特殊的舞蹈。下方的圣阳霄正百无聊赖地喝着酒，瞥了一眼祭坛上方的东陵神族，有些不屑地喃喃道：“花里胡哨。”作为仙古时期的8大神皇之一，曜日神皇的他自然清楚地知晓神族神祭代表着什么。所谓的神祭神斗，无非是后辈们为了形式上所增加的项目，而神祭真正的意义，那便是赐福。那矗立在此的8尊神皇雕像之中，都蕴藏着自己与其他的7尊神皇所留下的特殊力量，其不仅能够令人的血脉变得更为的纯粹，更是可以得到自己等人的传承。不过传承之力有限，所以神族后人们才搞出了神祭仪式，美其名曰唯有神斗前5才能够沐浴，并且接受先祖的赐福。对于这神祭，圣阳霄可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自己便是8大神皇之一，若非是岁月轮宿之主在此，他根本都不会来到此地。圣阳霄看向了远处的苏九哥，低声喃喃道：“苏之主，希望你不要让我感到太过无聊吧。若是太简单，那就没意思了。”在他心里，唯有自己才应该是岁月轮真正的主人。在一系列繁琐的举行之下，神祭的开幕式很快便进入到了中期，整个场内的气氛也变得浓郁了起来。各方神族天骄与长老们都有说有笑的交谈着。值得一提的是，东晋4神族的年轻一辈从来不与其他神族之人有所交流，自发形成了一个圈子。在场之中，除了南宫神族拜访古元神族得到了回应以外，其他神族前来东晋4神族之人无一不是面容傲然，不予搭理。北冥轩也一人来到了圣阳霄这里拜见。见过大人，大人所要找之人可是那位？圣阳霄微微颔首，是他，做得不错，北冥轩。圣阳霄随手丢去了一枚珍贵无比的丹药，淡淡道：“此丹可助你突破入圣。”北冥轩闻言，脸色大喜过望，激动不已地接过丹药，说道：“多谢大人馈赠。”圣阳霄脸色平静，北冥轩也算是自己觉醒记忆后所收下的第一个追随者，也帮自己办了不少事。圣阳霄开口道：“如果我没记错话，一会应该就是神斗了吧？”北冥轩点头：“是的，大人，怎么了吗？”圣阳霄手指轻轻敲着桌子，道：“去告诉东陵神族的那些家伙们，神斗对决上，无要那末期神族，第一个抽到的便是我圣阳神族。”什么？北冥轩闻言面色大惊。大人，神斗素来都是由东晋神族之外的各方神族比斗，随后胜者方才有资格挑战东晋神族之人，这么做恐怕是有些不妥吧？圣阳霄挑眉，眼眸孤傲道：“这太古仙域，难道不是我东晋神族说了算？本天子的话便是规矩。”北冥轩面露难色，这不是为难人吗？您老去那末期神族，怕是屁都不敢放一个，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北冥神族天子，而且北冥神族本就与东陵神族有所过节，自己过去了，不被一巴掌抽飞都算是好的了。北冥轩眼珠子转了转，开口道：“大人，您若是想要对付那人，为何不妨让其他神族之人先手？”圣阳霄眯着眼：“你是在质疑吾的实力？”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着北冥轩，北冥轩额头大汗，赶忙说道：“不，大人，您贵为万金之躯，身份尊贵，若是那弟子连击败其他神族之人的本事都没有，那更是不配作为大人您的对手。您什么身份？他又是什么身份？何必一上来就玷污了您的手呢？”圣阳霄闻言沉吟了一会，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微微颔首，淡淡道：“也是，既然如此，那就看看吧。”北冥轩松了一口气，告退一声，有些嘲讽地看了苏九哥一眼。作为圣阳霄的手下，圣阳霄的实力，北冥轩可是素有耳闻，被这位大人给惦记上，恐怕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场内的热闹非凡。这时，东陵神族来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东陵神族的天女东陵青青。东陵青青来到了苏九哥身旁，见面便笑嘻嘻地开口道：“徐弟子，是长风长老让我来的，这是你要的东西。”东陵青青随手甩出了一枚储物戒，这一幕让一众末期神族的诸位都有些疑惑。苏九哥在接过了那枚储物戒之中，神识扫入看了一眼，储物戒之中摆放着一件散发着地气的宝剑，那赫然是一剑地兵。只是从其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这仅仅只不过是一件下位地兵而已。苏九哥也没太在意，将其给收好。可以了，东陵轻轻笑着说道：“徐弟子，长风长老还让我告诉你，希望你别忘了与他的约定。”说到这，东陵轻轻不由有些好奇地询问道：“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约定啊？这么神神秘秘的？”苏九哥淡淡地说道：“这件事，你应该问的是那位长老，而不是问我。”东陵轻轻有些自讨没趣地说道：“不愿说就算了，不过万奇空那家伙可真是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此次神迹过后，你还是快离开末期神族吧，这件事恐怕是不会这么轻易就结束。”他好心提醒道。虽然有些不喜东陵玉，但对方毕竟也同样是他东陵神族之人，天子本就是一族的牌面，莫奇空这么做挑战的，无疑是整个东陵神族的威严。这么一来，就算莫奇空不是当日袭击东陵神族采石院的凶手，东陵神族也都不会放过他了。东陵轻轻随便聊了几句，也没有久留，最后说道：“徐弟子，期待你神斗之上的表现。”说完，东陵轻轻便蹦蹦跳跳的走了。不远处，赤霄神族内的万司空也没有怀疑什么，在他眼里，
这只不过是徐弟子与东陵神族神迹结束之后，为自己争取充足时间的交涉。半个时辰过后，在拜访了一个个神族以后，东陵族长笑呵呵的起身问道：“诸位不知可都吃过瘾了？”哈哈，东陵族长，依我看，还是赶快开启神斗吧，我族小辈们都有些等不及了。青天神族的一位长老笑着说道：“吾等东晋四神族时间宝贵，东陵族长直接开始吧。”说话之人是玉歌神族长老。见有东晋神族的大人发话，东陵族长也不墨迹，而是直接大声道：“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便是各方所期待已久的神斗之战。长风，可以开始了。”东陵长风点点头，踏空来到了场内空旷无比的中央，声音洪亮，大声言道：“此次神斗之比，无竞技神族4境共计采石渊108座，金铁、玉脉等资源上千，新增采石渊11，以排名先后所分配。”他条条框框地讲述了一大堆，皆是太古仙域内的所有资源。在说完这些，东陵长风眸光扫视各方神族，说道：“请各方神族平天彩头。如果说神斗排名是决定了各方神族往后10年的资源分配大小与赐福名额，那么彩头便是小辈们所得的奖励。”古元神族之人率先开口，他们此次带队的是一位容貌清冷、身材丰腴、颇有风姿的女长老。古元自怜素手一抬，一抹绚丽的赤色光芒朝着空中而去，那竟然是一枚晶莹如玉的赤色丹药。丹药充斥着精美的花纹，仿若一件完美艺术品一般，但与之外表反差的是，其中的气息却狂暴无比，汹涌澎湃，令在场不少人为之一惊。古元神族天彩九霄凤血丹，竟然是古元神族的凤血丹！在场的不少神族长老们见状微微心惊。此丹能够强化人体质，蕴藏着古凤精血，服用后不仅肉身能够得到极大的加强，所释放出的真气更会携带上一丝灼热无比的赤凤真气。虽对他们来说算不得太过珍贵，但作为此次神斗的彩头，绝对是绰绰有余的了。天元神族方一位模样枯瘦的老者阴恻恻一笑，不甘示弱地抛出一件银针法器。九霄凤血丹虽然不错，但是相较于我这件宝贝来说，还是差上了一点。此物名为追魂，乃是我偶然间所得，可由人精血淬，杀人于无形之中。玉歌神族也同样送出宝物，紧接着其他神族的长老们也是纷纷送于空中。玉歌神族天彩龙涎香，南宫神族天彩神梦丹。莫奇欧所天彩的是一件至尊境的法器，在这之中不算出彩，但也不算最差。场内一时间就只剩下圣阳神族未曾天彩。天元神族老者笑呵呵地看向圣阳神族那边，开口道：“圣阳公，你圣阳神族的彩头呢？”圣阳神族所来长老圣阳公不在意一笑，说道：“巫族天子说了，此次彩头由他来添。”哦，此言一出，在场的诸多神族长老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圣阳霄的方向，不禁疑惑，这位神族天子究竟会添上什么彩头？只见圣阳霄咧嘴一笑，眼眸中满是高傲之色，右手轻轻一抬，一道苍黄色的神芒顿时绽放，从其身后不断旋转着的岁月轮悠悠升起，它隐去了岁月轮的神华。被圣阳霄以特殊手段所隐去的岁月轮逐渐变得普普通通，与那众多宝物一般漂浮在场内中央的半空中。圣阳霄有些嘲弄地看向了苏九哥一眼，那眼神十分的挑衅，缓缓说道：“天彩。”他没有介绍这件宝物，但在场长老们无一例外，皆是能够感受到这件宝物的不凡之处。这是何物？有长老不解，不知此物看上去的确有些非同凡响，但这作用，圣阳神族天子所拿出来的又岂是凡物？场内唯有苏九哥清楚的知晓，这便是圣阳霄的岁月轮毂，与自己的岁月轮素一模一样。饶是苏九哥也没有想到，这圣阳霄竟然敢如此的嚣张，将岁月轮给毫无掩藏的展现出来。这是他圣阳霄的自负于场内的长老们根本无法认出这件宝物，也不担心岁月轮会被别人所夺去。他这么做的目的，便是要亲眼让苏九哥见到。苏九哥地眸中透露出了一丝玩味之色，不愧是仙古时期神皇重生的人物，这么嚣张的吗？也好，既然如此，那本弟子也就陪你玩玩。莫奇哲在一旁看着那件岁月轮毂，眼眸中满是不解的喃喃道：“这是什么啊？”见各方神族都添上了彩头，东陵长风大手一挥，整个场地内顿时间隆隆作响，地上闪耀起白色的光芒，紧接着围绕在边缘的符文出现，一座大阵凭空升起。在其身前赫然漂浮起了一简竹筒，上面插满了竹简。东陵长风双指一并，那竹筒之中的标签立刻漂浮而出，化作几道流光，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以天为鉴，神斗开始。一枚竹简缓缓地落于万七神族的面前，上面刻着一个符文1。当看到这数字时，莫奇欧的心瞬间就提了起来，赶忙朝着一旁的东晋四神族看去。当看到天元神族那竹简上同样也是一时，莫奇欧老眼一黑，差点晕倒在当场。完了！圣阳霄脸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竹简，上面空空如也，代表着此战轮空。除了东晋神族之人毫不在意以外，其余的几个神族无不是提心吊胆的。但当公孙神族看到自己的序号与东晋神族一样时，面色却变得惨败无比。操！玉歌神族，这还玩屁啊！公孙神族的天子忍不住怒骂道。乌马神族一众人脸色也不太好看，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东晋神族排名之首的古元神族。莫奇哲浑身一软，神色慌张无比的喃喃道：“完了，全他妈完了！天元神族怎么会是这样？”莫奇哲看向了一旁面色平静无比的苏九哥，满是不解的开口道：“你难道就不担心吗？”苏九哥，所以呢？莫奇哲急了，那可是东晋神族啊！苏九哥瞥了一眼他，见他那没出息的样子，淡淡的说道：“第一个，我们走吧，交给本弟子就是了。”作为序号1，他们自然是第一个所出场的。万奇欧怒气冲冲地看向东陵长风，知晓必然是他暗中做了手脚，但自己也无可奈何，只能够满是担忧的开口说道：“徐弟子，多加小心，若是不敌，
我们认输便是。天空中的东陵长风见末期神族之人一个个面色愠怒地看向自己，不由咧嘴一笑。作为此次神祭的举办方，所谓的抽签，自己想要动一点手脚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几乎是每个神族都默认的事情。所以他给东陵神族所安排的也是实力偏弱的青天神族。苏九哥带着腿软的莫七哲上了场，虽然惧怕，但好歹也是为莫七神族而战。莫七哲强忍着心中的恐惧，但双脚还是有些止不住的发软。他那畏畏缩缩的气势，引得不少人哄堂大笑。我没看错吧？神王境5重，这般实力也能够参加神斗？他身旁的人是谁？竟然有些看不透其修为，外援吗？不过也无所谓了，要怪只能怪他莫七神族运气不好，对上了天元神族。因为莫七空的一系列事件发生，让莫七神族不得不安排莫七哲上台充数。本以为有着苏九哥的存在，至少莫七神族不会输得太难看，却不想一上来便是重量级的选手。苏九哥眼眸平静地看向了天元神族那边。天元神族此次参加神斗士族中较为杰出的小辈，一男一女，两人的修为皆是入圣境3重。这一比较下来，便能够看出东境神族与其他各族的明显差距。他们随便派遣的族中小辈都有入圣境的修为，反观其他神族大多都是神王境9重，实力可想而知。天元神族的两人有些不情愿的上台，其中那容貌美丽的女子更是一直紧蹙着眉头，满脸写着嫌恶与抗拒之色。天元一人嫌弃无比地说道：莫奇神族里难道全都是这种货色？跟他们出手我都嫌脏了自己的手。他十分不悦地嘟囔道。一旁的天元长宁安慰道：好了，接下来的战斗就让我来吧，你在这里看着就是了，不会很久的。天元一人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场内，莫奇哲象征性的拱了拱手，开口道：莫奇哲，还请。不用多说了，你们两个一起上吧。天元长宁不耐烦的摆摆手道，似乎在这里只不过是浪费他们的时间。莫奇哲闻言脸色微变，难看无比。好家伙，这么看不起自己是吧？可话音未落，在其身旁便迸发出了一股可怕的能量。一旁的苏九哥脚尖轻点，脚下的大地便碎裂出一道深不可见的沟壑，朝着对面的二人蔓延而去。一股惊天覆海的气势瞬间笼罩于全场。作为身旁之人，莫奇哲最先一个承受不住，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轰！只见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正在笑谈的众人们甚至没有看清苏九哥是何时出手的。天元神族的两人便身受重伤的倒飞了出去，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在此刻都傻眼了。天元神族的那一方更是下巴都要被惊掉，前一秒还在说此战估计用不了一炷香的时间，后一秒族内参战的那两个后辈便身受重伤的倒在自己面前，甚至连觉醒神力都没有开出。莫奇欧老脸满是震惊，不可思议的揉了揉眼睛，随后浑身颤抖的狂喜道：入圣境巅峰，这位徐弟子竟然是入圣境巅峰的修为！我的天，我没看错吧？这什么个情况？不少人都没看清这场战斗就已经结束了，这怎么可能？入圣境巅峰，这莫奇神族是从哪里找来的这般人物？这简直太过令人匪夷所思了。场内，苏九哥就这么淡淡的看着二人，转身头也不回的回到座位上，只留莫奇哲一人跪在地上，在风中凌乱。秒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东境神族就这么败了。莫奇哲长大着嘴巴，许久才吐出了几个字：我们两个真强。东陵长风震撼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这才缓缓地说道：东陵，天元神族的一众人肺都要气炸了。族内长老更是气得胡须倒竖，冷眼看着对面的莫奇神族开口道：莫奇神族真是好大的本事啊，这外援未免有些太过离谱了吧？尼玛，入圣境巅峰的就连族内的天子都没有这么离谱，这还怎么玩？饶是莫奇欧也有些不好意思。这时古元神族的那位女长老开口道：赢了就是赢了，神斗一事并非明文规定不准请外援，天元神族这么输不起的吗？哼！天元神族那位长老怒哼一声，看着昏迷不醒的两个后辈，没有再多说什么。待回到席位上之后，莫奇哲整个人都还没缓过神来。诚然如此，这位徐弟子所说，自己压根都不需要出手就赢了。他兴奋无比的握紧双拳，知晓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了苏九哥的存在，自己躺着赢就完事了。太强了！莫奇欧等一众莫奇神族长老们也是激动的不行，一个个热情无比，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而来。恭喜徐弟子啊！徐弟子年少有为，这实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莫奇欧更是现场许诺，待这次神祭过后，更是会送上不少至宝。对此，苏九哥都是缓缓点头，算是接受了。看着对面的依旧是毫无反应的盛阳霄，咧嘴笑了笑。盛阳霄脸色平静，显然是一点也不意外这个结果。作为岁月轮的宿之主，若是这点实力也没有，那也不配当自己的对手。经历这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斗后，在场各方神族都不敢再次小觑莫奇神族，反倒是东境其余的3神族之人，一个个都变得忌惮无比的起来。天元长宁实力不弱，可竟然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老实说，面对莫奇神族的那个外援，连他们都没有什么把握。这莫奇神族到底从哪里找的人？这怎么打？玉阁神族的小辈们议论纷纷。古元神族所参赛的一位气质不凡、面容青葱的女子也是有些担忧。海哥，你有把握对方那人吗？较为青葱的少女古元熙看向一旁身材瘦削、剑目星眉的青年说道。古元海摇了摇，紧盯着苏九哥开口道：入圣境巅峰，这已经和天子天女一个级别了，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估计唯一能够与之一较高下的，也唯有那位圣阳神族的天子了。说着，古元海看向了盛阳霄的方向。根本没有人能够料到，莫奇神族竟然会找到一个如此强大的外援。不少神族之人纷纷暗中开始调查起了苏九哥的来历与身份。在接下来的第2场比试中，是南宫神族对战北冥神族。北冥轩实力不弱，但南宫神族同样如此，在与那位妩媚女子的配合之下，花费了足足30回合才勉强拿下战斗。
东陵神族对决青天神族，东陵神族胜。古元神族对决乌马神族。毫无意外的是，作为东晋神族的古元神族轻松胜出。太史神族对公孙神族，太史神族胜。一直到了最后第6场的战斗，排名垫底的赤霄神族面对玉戈神族，又一次颠覆了不少人的认知。在战斗之中，赤霄神族的外援也强大无比，乃是入圣境2重。赤霄烈负责防御，抵御玉戈神族那蛮横无比的进攻，而那位戴着面具的外援不断地干扰着玉戈神族之人，以那诡异莫测的神通暗中发起偷袭。在这般软磨硬泡之下，两方足足打了数百个回合，最终靠着硬耗将玉戈神族的2人给弄得精疲力尽，惜败于场。莫奇空累得气喘吁吁，而另一边的赤霄烈状态更差，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没有一处的完好之地。不过即便是这样，他的眼神也是兴奋无比，因为他以神王境9重的修为便赢得了胜利。虽然这其中大部分都是莫奇空的功劳，但即便如此，对方可是东晋神族的人。在场其他神族之人无不欢呼雀跃，唯有玉戈神族之人脸色难看。玉戈长老怒哼一声，开口道：“对方对我玉戈神族了解无比，那外援的力量着实有些奇怪。”这时，同为失败者组的天元神族长老的声音传来：“看来日后这神迹一事，我等需要重新规划一下了。你觉得如何？”玉戈长老眼眸闪烁，点点头道：“说的有理。这神迹规则本就是他们东晋4大神族一同制定的，所以这规则也自然是他们说了算。东晋神族这边2次的失败，让他们觉得有些挂不住颜面。”万奇欧看着台上那戴着面具的男子，皱了皱眉头，总觉得他的身影有些眼熟，不过也一时间没有想起来在哪里所见到过。这时，他的耳旁忽然响起天元神族长老的传音：“一会让赤霄神族和万奇神族对决。哼，我神族之间的战斗，又岂是几个外人所能够干预的？”显然，天元神族长老对于苏九哥之前轻描淡写的击败了自己族内的2个天骄十分不满。玉戈神族对决赤霄神族，好歹也是打了个有来有回。反观自己天元神族作为东晋4大神族之一，如此轻易便被击败，简直是颜面无光。东陵长风闻言一怔，随后眼眸中露出一丝诧异，看向了下方天元神族长老的方向。竟然是东晋神族的长老，这要求他自然是无法违抗，毕竟东晋神族的实力摆在那，自己东陵神族的人还得罪不起。何况他本就有些看万奇神族不顺眼，索性也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的点点头。第1场的比试结束，第2回合的争斗很快开始。东陵长风再次分发抽签，见莫奇神族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的模样，心中暗暗冷哼一声：既然这么喜欢请外援，那就让你们这2个外援好好玩一下。要怪就只能怪你莫奇神族风头太盛了，找惹谁不好，惹上了东晋神族的大人。他心念一动，从竹筒之中所迸射出的竹简落于各方神族的身前。这一次，万奇神族所抽到的数字是3，而同样的，赤霄神族这边也会3。赤霄神族的长老们见状坐不住了，本来因为击败了玉戈神族大喜过望的他们，在看到这一幕后，纷纷脸色一变。现在任谁都知道，万奇神族所请来的那个外援，是除了圣阳神族以外最不能够招惹的。入圣境巅峰，这般实力绝不在东晋神族的天子天女之下。可自己等人就好巧不巧，偏偏遇到了对方。赤霄神族的长老们勃然大怒，满是怒火的看着上空的东陵长风，就连一旁的莫奇空都微微一怔，有些难以接受，竟然对决上了那位徐弟子。反观莫奇神族这边的长老们一脸喜色，知晓这一决战有苏九哥在内是稳妥了的。莫奇哲哈哈大笑，看来我们运气不错，赤霄神族这把是稳了，拿下之后我万奇神族可进前6，这要是放在平常，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苏九哥眼眸微眯，看向了另一边的莫奇空，看来你的运气不太好啊。在分配完战斗顺序之后，作为最后一个上场的神族，苏九哥与莫奇哲打量起了战斗。第1场的战斗便是圣阳神族面对北冥神族，可谓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所有人都看向了圣阳神族天子圣阳霄的方向，想要见识见识这位东晋神族天子的实力。圣阳霄啊，此人实力深不可测，连无族天子都忌惮不已。古元海南南，按道理来说，此次神迹若是与以往一样，以踏入圣境4重的修为，已然算是此地最强的那一位。可今年神迹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圣阳神族天子而来，莫奇、赤霄2族又不知从何处找来了2位实力极其强悍的外援，就连他也有着不小的压力。古元熙美眸闪烁，轻声说道：“海哥，这圣阳神族天子真有这么强吗？那他来参加这神迹做什么？”古元海摇了摇头，不知。不过看先前那一幕，圣阳天子恐怕是为了那人而来。据说圣阳霄少时还未达虚神境，便激活了觉醒神力，其神力更是圣阳神族万年无一的赤阳神力，与曾经耀日神皇一模一样。其神族血脉恐怕是返祖了。场内无数人的目光聚集于此。可当北冥神族的北冥轩与另一位妩媚女子上台之时，北冥轩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笑呵呵地拱手朝着东陵长风说道：“东陵长老，此次对决，我北冥神族弃权。”什么？在场众人皆是一惊，露出不满的神色说道：“什么啊？这就弃权了？我还想要看看那位圣阳天子的实力呢。”是啊，哎，也不能怪他，北冥神族所面对的毕竟是东晋神族的天子级别人物，弃权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北冥轩面色从容不迫，保持着一副笑盈盈的表情。开什么玩笑？外人不知道，自己可是圣阳天子这边的人。以他对圣阳天子的了解，就算是战斗了，也估计只是一招不到的事情。圣阳霄静静地坐在座位上，脸色平静，似乎对这种结果早有所料。东陵长风怔了怔，随后点点头，直接宣布了圣阳神族的胜利。出乎意料的是，北冥神族这边的长老也没有怪罪于他，没办法，实力的差距实在是太过巨大了。东陵神族轮空，接下来的古元神族对战太史神族，不出意料的古元神族轻松获胜。
莫奇神族与赤霄神族的对决也是十分的吸引人注意。莫奇哲有些忌惮地看着对面那戴着面具的男子，沉声道：“徐弟子，那戴着面具的家伙手段有些诡异，似乎是修炼了什么能够影响空间的空间之法。”苏九哥瞥了他一眼，淡淡道：“站着别动。”莫奇哲一愣，啊！对面赤霄烈挥动了一下粗壮无比的臂膀，碰了碰拳头，大笑着说道：“喂，那个家伙，虽然你击败了天元神族，但我可不会就此退却。敢不敢与我以肉身之力碰碰？”他一身的肌肉结实有力，所散发出的气息更是厚重无比，看得出来这是一位专精于肉身的体修。轰！擎天神力！赤霄烈一脚踩向地面，脚下的大地一瞬间开始坍塌。在开始了神族的觉醒神力之后，他的身躯变得高大了不少，强大的血气之力弥漫，力量更是成倍的提升。万气空眼眸闪烁，在思考着究竟要不要投降。毕竟自己在苍皇界之中就曾经与苏九哥交过手，而自己现在隐藏身份，无论是虚空天珠还是空皇神体等诸多手段无法动用，以这位弟子入圣境巅峰的实力，绝不是对手。莫气空沉吟了一会，盯着对面的苏九哥，准备传音道：“徐兄。”话还没有说完，对面的苏九哥便率先动手了。他开启了不灭神魔体的力量，刹那间，神魔之气席卷全场，整个场内都被笼罩在一片满是杀意与血海的气息之中。这也是众人第一次看清苏九哥动手。莫奇哲都没有反应过来，苏九哥便如同一尊无可匹敌的神王一般冲了出去，发丝飞扬，气势滔天。赤霄烈见状，眼眸更加兴奋，并没有因为苏九哥入圣境巅峰的实力而退却，力量在源源不断的涌出。擎天神力所面对的敌人越强大，自己所能够爆发出的力量便越强。虽然这是有所上限的，但如今的自己力量提升了足足有4-5倍。来得好！赤霄烈大喝一声，拖着沉重的一拳朝着苏九哥轰去。这一击重若万钧，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岳压下。莫奇空一愣，赤霄烈，等等！轰！苏九哥同样以一拳挥去，拳拳相碰之间，脚下的大地都片刻间泯灭于这股毁灭性的力量之中，化为尘土。赤霄烈第一时间便感觉到了不对，他脸色煞变，拳锋之处所传递而来的痛楚让他吃痛的怒吼一声 ：“CC！” 咔！那坚不可摧的骨骼传来一阵爆鸣，在这一刻，他的右手竟然寸寸折断，如同潮水的剧痛将他所淹没。啊！赤霄烈整个人化作一颗炮弹一般倒飞了出去，重重砸在这大阵之上。砰！甚至连这阵法密不起细密的裂纹。死！苏九哥肉身的强悍是在场所有神族之人都没有想到的，竟然连号称肉身之最的赤霄神族都不是一合之敌，仅仅只是一拳便粉碎了赤霄烈的骨头。这一幕让莫奇哲又一次的惊呆在原地，他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什么战术？真对，完全不需要啊！自己老老实实的躺好，他不香吗？想到这，莫奇哲面色潮红，兴奋至极的大喝道：“好！”苏九哥挥了挥拳头，将目光转向了一旁同样震撼的莫奇空身上，淡淡道：“接下来该你了。”莫奇空心里咯噔一声，赶忙说道：“等等，我有话要说。”苏九哥自然明白他想要说些什么，无非就是想告诉自己他的身份而已，咧嘴一下，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身形一闪，刹那间出现在莫奇空的身前。莫奇空瞳孔一缩，感受着眼前那股磅礴窒息的力量，巨大的死意席卷而来。他想要杀我？不好！莫奇空脸色一变，周围的空间瞬间泛起了波动，不得不动用起来了空皇神体的力量。周围的空间像是被扭曲了一般，让苏九哥竟然打了个空。眯着眼休息，似乎一切都让他无动于衷的圣阳天子圣阳霄感受到这股空间波动后，猛然间睁开了眼，眸光灼灼，摄人心魄。这是空皇神体。圣阳霄眼眸中闪过一丝浓郁的杀意。作为曜日神皇转世的他，自然明白空皇神体对于神族来时意味着什么。曾经自己与其他神皇便是被这10大竞技神体之人搞得焦头烂额，观星神皇更是预测出了未来竞技神族必将毁灭于竞技神体之中，他是绝对不容许有这竞技神体存在的。所以在外让北冥轩所查探的第一个便是拥有竞技神体之人，第二才是岁月轮宿之主苏九哥。圣阳霄紧盯着场内正在不断避让的莫奇空，不会错，这就是空皇神体。竞技神体已经太久没有出现在神族之中，以至于万气空动用了空皇神体的力量，连在场的神族长老们都没有发现，只是不断惊叹于此人的实力竟然能够再入圣境巅峰的苏九哥手中支撑1-2个回合。见并未击中对方，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咧嘴笑道：“哦，空皇神体的力量吗？倒是有点意思。”对面的莫奇空不断的穿梭于空间之中，他的身形出现在各处，满头大汗。每当想要表明身份，可苏九哥偏偏就不给他这个机会，在这恐怖至极的力量之下，只能够不断的躲闪。而更为令莫奇空感到心悸的是，每当自己在一处方位时，对方就像是早有所料一般，提前预知。空皇神体最为独特的先天优势，在苏九哥的因果神眸面前不复存在。万气空大口大口的喘气，看向周围有些好奇的神族长老们，知晓他们是没有察觉到空皇神体的力量，索性也不再遮遮掩掩了。对于苏九哥的实力，他也是战意十足，大喝道：“既然如此，那就来吧！”自己曾经在苍皇界之中与这徐弟子有过一战，他相信只要见识到了自己的手段，对方必然能够认出自己的身份。嗡！莫奇空的身影引入了空间之中，无处可寻，甚至连在场的神族长老们都察觉不到他的气息，仿若从这片天地之间消失了一样。古元神族的那位女长老有些诧异的喃喃道：“哦，这是空间大道的力量。”此人对于空间大道的理解似乎有些超乎想象啊！一旁的其他神族长老也是点点头道：“只可惜修为弱了一些，也并未从中看出什么杀伐手段，一味的避让有些单一了。”
唯有东林长风越看越觉得有些眼熟。当日那莫欺神族的小畜生，手段好像也与之有些类似。苏九哥站于场内，透过因果神眸，他看见了下一刻万气空出现的位置，在自己的身后。场内，莫欺哲不断张望，连神族长老都寻找不到莫欺空的身影，更别说是他了。忽然，万欺哲瞳孔一缩，大声提醒道：“徐弟子，在你后面。”苏九哥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纹丝未动。空间大切割，身后的空间泛起层层涟漪，莫欺空双手一划，一道细长白色的空间之线朝着苏九哥而去。这空间之线细若银丝，其中的锋利程度却是无法想象的，不弱于任何的绝世宝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九哥嘴角含笑，脚尖轻点，从其身上立刻迸发出了如同潮海一般的气势，化作圆形扩散而去。莫欺空脸色大惊，直接以双臂护体，整个人向后倒飞。一抹血色的寒光不知何时出现，正在急速的旋转，锋利至极，直接展开了一大片的空间。杀神环，杀神环速度极快，在莫欺空还未反应过来时便已经临近。莫欺空瞳孔放大，感受着杀神环之中那浓郁的煞气，这竟然是一剑地冰。窒息的感觉传来，来不及了。莫欺空瞳孔紧闭，而就在杀神环距离莫欺空还有几厘米之时，杀神环突然间停了下来，化作一道赤光环绕在苏九哥的指尖。苏九哥手掌一翻，将其给收好，眼眸平静地看着上方有些发愣的东林长风，淡淡道：“可以结束了。”啊，哦。东林长风眼眸有些惊惧，这便是诸天妖孽的实力吗？作为至尊，刚刚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杀神环的威能，可轻松战胜，甚至连自稍有不慎，不加以抵御，都有可能被其所伤。不仅仅是他，就连东境神族的长老们也一个个的重新打量起了苏九哥。那是地冰，太古仙域内除了我神族之外，绝不可能有如此妖孽存在，我等还不知道。玉歌神族长老大声道。莫欺空怔怔地站在原地，喉咙不自觉地咽下一口唾沫。苏九哥今日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在苍皇界时根本就是两个人。可以说，若不是这乃神斗比试，有所留手，哪怕是自己的空皇神体，在此人之下也绝无任何的生还可能。背后更是不知何时已经湿透了。而就在他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的时候，脸部的面具忽然发出咔嚓一声清脆无比的响声。已经回到了座位上的苏九哥咧嘴一笑：“好戏开始了。”咔，面具在一瞬间化为粉碎。这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事情。万欺空的面容清晰无比地展露于在场所有人面前，他的瞳孔逐渐放大，满脸写着震撼与不可置信之色。面具碎了。此人为何看上去有点面熟？莫欺空，他是莫欺神族的天子。有人认出其的身份，立刻惊呼道：“他不是逃走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场内唯属莫欺神族的一众人表情最为精彩。莫欺空，而上方的东林长风在见到万欺空的真容后，更是二话不说，携带着滔天杀意的一掌拍来，重重地打在万欺空的背后。轰！这猝不及防的一击让万欺空顿时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倒飞了出去。不好！莫欺空脸色大变，整个人心中翻涌起了惊涛骇浪一。该死的，自己的身份竟然暴露了！嗡！天诛神力涌动，既然如今身份都已经暴露，那也自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了。莫欺空第一时间动用了觉醒神力，独属于莫欺空的特殊天珠虚空悠悠浮现。在虚空天珠的加持之下，他对于空皇神体的运用更为精湛，整个人的实力也迅速提升了一大截。在倒飞的过程中，前方的空间泛起波动，整个人似乎要引入空间之中。又是这招！东林长风脸色愤然，怒喝道：“小畜生，今日你休想就这么轻易逃走！”当初玉儿便是被这不知名招数暗中被击杀，当自己反应过来时，莫欺空早就已经遁入空间之中，不知所踪。东林长风一声至尊境的神力澎湃汹涌，犹如浪潮一般，一波接着一波的朝着四面八方扩展而去，甚至连周围的桌椅也都被一同吹风。这混乱的一幕让不少神族之人都十分的不解。这东林神族的长老是怎么一回事？哎，你不知道，此人乃是万欺神族的前任天子，据说是当众击杀了这位东林长老的子嗣，才被逐出莫欺神族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何况是杀子之仇？连东境神族众人也都是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幕。东境神族的长老们自然是没有出手，以他们的身份还不屑于对一个后辈动手。莫欺哲瞳孔大惊，喃喃道：“竟然是这个家伙，他回来一定是想要进入神斗之后的赐福奖励。”莫奇欧愤然地朝着对面赤霄神族之人说道：“赤霄轰，你们赤霄神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罪人竟然能够代表你们赤霄神族出战？”就连赤霄神族的长老们此刻也是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好端端的，怎么就成这样了呢？苏九哥眼眸含笑，当见到万欺空打算动用空皇神体的力量想要逃走之时，刚打算出手留下，却见东林长风直接抛出几张画满着符文的符箓，那几张符箓瞬间炸开，在空中凭空衍生出一条条白色的线交织在一起。小畜生，真以为本长老没有办法对付得了你吗？东林长风凝声怒道。作为东林神族大长老，至尊境的强者，上一次是因为一时大意，而这一次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就说，为何之前看见莫欺空的身形便感觉有些眼熟？多亏了那位徐弟子将其的面具给击碎，否则恐怕到神迹结束，仇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也发不现。符箓的力量瞬息间化作一张遮天大网，被笼罩在其中的莫欺空只觉忽然无法再动用空皇神体的力量。他脸色冷静，一道金色的神芒闪烁而起。地冰堕日弓，浓郁的地力弥漫，巨大的金色长弓出现在手中，虚空天珠急速盘旋。万欺空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慧碗雕弓如满月，真气不断的汇聚成一道金色光芒，右手一松，扑哧扑哧，刹那间疾驰射出3道金色的箭矢，其神力之强悍，在虚空天珠的加持之下，
竟生生的将那符箓所凝聚出的大网给震碎。轰隆隆！东陵长风见状，目眦欲裂，小畜生！莫奇空怒哼一声，空皇神体的力量再次动用，没有了符箓的压制，周围的神族长老们也都在看着好戏，无一人出手。作为太古仙域最为强大的竞技神体之一，又岂是那么简单的？而就在这时，坐落在圣阳神族方位、沉静依旧的圣阳霄动手了。他右手微抬，抬手间便是一道熊熊燃烧着的赤焰掌印，眉形的火焰花纹愈发的璀璨，更加衬托出其的不同凡响。赤焰掌印为磅礴，焚天逐海，甚至连空间都将其给凭空燃烧了起来。莫奇空脸色大惊，猛地看向了圣阳霄的方向，这是什么力量？哪怕是面对身为至尊境的东陵长风，他都从未感觉到有如此之大的压力。拥有空皇神体的他，一般人等绝对拦不住想走的自己，而今天却在苏九哥与这圣阳神族天子手下屡屡吃瘪，感受着周围空间不断的被焚煮。刚隐去一半的莫奇空，因为那股灼热无比的热量，被逼迫的显露了身形，纵身一跃，高举手中堕日弓，朝着那一击赤焰掌印又一次迸射出金色的箭矢。轰轰！不过入圣境2重的他，如何会是圣阳霄的对手？那箭矢还未接近，便直接淹没在赤焰掌印之中。同一时间，至尊境的东陵长风也出现在了身后，脸色满是怨毒与痛恨，怒喝道：“去死吧，小畜生！”万奇空心中一耸，至尊境实力何其的可怕，前后皆是必死神通。莫奇空索性心底一狠，调动起空皇神体极限的力量，虚空天珠也迸发出璀璨的光芒，直接引爆了周围的空间。无量界云！轰隆隆！空间的引爆，其力何其的可怕！无数道锋利直接的虚空乱流，如同刀割一般，从那片被引爆了虚空的荒芜之地飞驰而出，连那赤焰掌印也化作无数细小的火焰飞溅。但这股扬起漫天的灰雾散去，莫奇空的身影竟然意外的消失了。圣阳霄眼眸微眯，沉喝道：“此人身怀空皇神体，隐藏在场诸位的空间之中，竞技神体现世。尔等难道都想要坐在这里看着吗？”声音不大，却响彻在所有人耳旁。什么？竟然是竞技神体！这一刻，一众长老们纷纷坐不住了，面面相觑，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不可置信。就连东晋神族的长老们也都是一脸诧异。圣阳天子，此言可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竞技神体现世，那代表着太古仙域内又将经历一场大乱。古元资莲朱唇轻启，美眸闪烁的轻声道：“的确是有些相似，这份空间之力的掌控，我看不像是大道的力量。玉阁神族长老，不管是什么，只要与竞技神体沾染上一丝关系，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相比起其他神族，东晋神族自然是更为在意，因为他们绝不容许有人能够撼动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圣阳霄眸光冰冷，毋庸置疑的开口道：“将这只老鼠给揪出来。”圣阳神族的长老们闻言立刻说道：“谨遵天子吩咐。”圣阳霄的地位在圣阳神族内是绝对的。作为东晋神族的长老们，其中随便拉出来一位，最低都是圣境9重，可比肩东陵神族这位大长老。在场的诸位长老们一个个释放出了神念，探查着周围空间的异样。叮！天命主角万司空身份暴露在，遭遇生死大劫，气运值损失3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3万。苏九哥眼眸闪烁着淡金色的光芒，因果神眸清晰无比的看见了莫奇空所藏身的方位，正是在赤霄神族赤霄烈的身后。仅仅是这点反派值还不足以让苏九哥得到满足，毕竟万奇空现在所剩下的反派值都还剩下7、8万之多。空皇神体的强大到此刻方才显现出来，在场的神族长老们可是有着不少至尊境的大能存在，可竟然连他们的神识都无法寻觅到万司空的踪迹。竞技神体竟然真有如此玄奥，竟然连我等都寻不到一个入圣境的小子。天元神族长老紧皱着眉头说道。古元资莲开口道：“连先祖神皇都十分忌惮的特殊体质，自然是有过人之处。这下麻烦了，他们空知道莫奇空就潜藏在此地，却奈何不了他什么。”隐藏在暗中的万奇空见状冷笑连连，自己的空皇神体又岂是你们所能够理解的？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发现，而是看向了苏九哥。莫奇空脸色有些阴沉，若是这位徐弟子击碎了自己的面具，自己也落不到这般绝境的下场。他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无疑的？莫奇空眼神不善的想到。而就在这时，苏九哥接下来的话告诉了他答案。只见就在全场都释放着神识寻找莫奇空之时，苏九哥却淡淡说道：“我听说莫奇空好像还有个妹妹。”此言一出，不仅仅是一众神族长老微微一怔，就连圣阳霄也皱了皱眉头，看了苏九哥一眼。这苏之主莫非是与这竞技神体有什么仇怨，想借助自己的手除去这个家伙？不过作为耀日神皇转世的他，清楚的知晓竞技神体的可怕之处，若是放任不管，未来必将酿成大患。当初自己与其他几个神皇为了对付10大竞技神体，可谓是艰难无比，这才造成了自己重伤到最后不得不陨落。现在的圣阳霄是绝对不会让整个神族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就算是利用又如何？暗中的莫奇空当听闻此言，呼吸一滞。小雅，该死的！这一刻，他看向苏九哥的目光一瞬间就变了，充满了杀意。为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给的宝物还不够多吗？联想到先前自己面具被击碎的一幕，万奇空很快便猜出了苏九哥是故意为之。他或许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对方这么做，明显是想要将自己置于死地。圣阳霄眼眸平静地看向了万奇神族这一边，淡淡道：“是吗？”莫奇欧脸色有些犹豫，但还是点点头说道：“莫奇空的妹妹已经交给东陵神族了。”众多神族长老脸色有些古怪，毕竟亲手送上自己的族人可不是一件什么光荣的事情。圣阳霄将他妹妹给带上来。竞技神体这件事的重要性，我想诸位应该都清楚吧？神族差点就毁在竞技神体手中。空中的东陵长风感激地看了眼苏九哥，沉声道：“我这就去办。”说着，东陵长风大声道：“莫奇空，
我知道你在这，如果不想要你妹妹有事的话，我劝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出来。扫视了一圈周围，见万奇空依旧没有出现，东林长风冷哼一声，开口道：那好，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东林长风消失在了原地，很快他便带着一脸懵懂无知的莫奇雅来到了此地。他捏着莫奇雅的脖颈，浑然不顾莫奇雅那痛苦不已的脸色，在手中不断的挣扎，大声道：莫奇空，你且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好。是谁？小雅。暗中的莫奇空目眦欲裂，双目赤红无比，一时间连周围的空间都有所波动。天元神族长老眼神微眯，立刻拍出一道神通，将那一片位置给粉碎。好在莫奇空在那最后一刻撤离的早，否则只怕是会落入粉身碎骨的下场。天元神族长老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地说道：这究竟是什么禁忌神体，这么古怪？所有人都认为莫奇空根本无法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们都错了。唯有拥有空皇神体的他本人才知晓，当融入空间的那一刻，只要此地不瞬息间泯灭，他便随时有能力离开。作为禁忌神体，神体的奥妙远非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可在见到了万奇雅后，万奇空犹豫了，他脸色扭曲，浑身都是杀意，恨不得杀了苏九哥。若不是他，自己的妹妹也不会受到如此折磨。东林长风右手加大了力度，冷声道：我最后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你若是还不出来，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手中的莫奇雅半身悬停在空中，不断的挣扎，痛苦不已的低声喃喃道：哥哥，不要。苏九哥看着莫奇空所转移的方位，作为一切的始作者，他正在悠闲的喝着茶，就让这两个天命主角相互之间狗咬狗吧，反正他是不急，急的那是莫奇空。场内依旧是平静无比，有长老见状开口道：会不会他早就已经离开了？是啊，毕竟是禁忌神体，说不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手段呢。他妹妹都已经这样了还不出现，就算是没有离开，估计也威胁不到他。长老们议论纷纷，神斗一事也因此而耽搁了下来。盛阳霄眸光悠悠，他能够感觉到这片天地间还残留着那个家伙的气息。他身形一闪，出现在了东林长风的身旁，一把将他手中的莫奇雅给夺过。盛阳天子。东林长风脸色一变，满是不解。盛阳霄，让我来。他一手提着莫奇雅，另一只手直接抓住了莫奇雅的右臂，在没有动用任何力量之下，缓缓地转动起了他的右手。莫奇雅顿时发出一阵尖叫声，啊！咔！骨头被折断的声音响起。盛阳霄眼眸冰冷，丝毫不为所动，淡淡道：禁忌神体，我知道你在这，我想他应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了吧。一边说着，盛阳霄一边扯着莫奇雅那一头秀发，将其另一只手臂给折断。混蛋，你给我住手！这时隐藏在暗中的莫奇空再也无法忍受妹妹所遭受到的折磨，状若疯魔的现身咆哮，堕日弓在他手中迸射出9道璀璨的金色箭矢而来。盛阳霄咧嘴一笑，身躯一震，眉心的火焰印记闪烁，焰壁护于周身。那9道金色箭矢还未接近便灰飞烟灭，他直接随手一丢，将莫奇雅给扔了下去。因为是凌空的原因，这高度虽不至于将莫奇雅给砸成一滩肉泥，但对于身子骨脆弱的他来说，也绝对不会好受。砰！莫奇雅重重地砸在地上，浑身骨骼尽碎，脆弱至极的他此刻体内寒意又一次侵袭而来，两眼一黑，直接昏迷了过去。小雅，莫奇空目眦欲裂，对他而言，妹妹便是一切，所以他根本就无他忍受莫奇雅受到一点委屈。见莫奇空现身，这倒是让苏九哥有些诧异。本以为莫奇空会为了保命而眼睁睁地看着莫奇雅死亡，这么看来，倒是和自己所想的有些出入不同。到底还是一个真妹控啊，总是带着这么一个拖油瓶，难道不累吗？周围的各方神族长老们齐齐动手了，他们将万奇空给包围在其中。这一次，他们直接封锁了周围的空间，防止莫奇空再一次的逃走。几大神族长老们的威压，如同一座泰山一般，重重的撞击在莫奇空的身躯之上。莫奇空整个人不受控制的砸在地上，浑身浴血，轰隆隆。任他有通天的底牌，在这绝对力量的碾压面前，根本都施展不出来。哪怕是天命主角，面对如此之多的至尊大能，也依旧是孱弱的不堪一击。禁忌神体，这一次我看你怎么逃！天元神族长老是一位至尊境强者，他脸色冰冷地扫视着下方的莫奇空。东林长风此刻更是感觉到无比的解气，二话不说的便是一记杀招，欲将莫奇空置于死地。他甚至不想去管那采石院一事，其他人死了就死了，可杀子之仇却不共戴天。莫奇空，还玉儿命来！可就在这时，盛阳霄眉心之处的火焰印记释放出璀璨的光芒，一道恐怖骇人的滔天焰浪汹涌地朝着全场席卷而去，直接化作一堵围墙，将莫奇空给包围在了其中。等等！盛阳霄眼眸平静，那漫天的火焰直接摊开了一条道路，此等神通让不少神族长老都为之一悸。他缓缓开口道：都让开。盛阳天子，这是何意？有神族长老不解。盛阳霄来到莫奇空身旁，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开口道：禁忌神体，这等体质数万年难得一遇，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此体乃是空皇神体。我盛阳神族要带回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禁忌神体的强大，哪怕是身为耀日神皇的他都不由得为之动容。只可惜曾经那几个禁忌神体皆是已经大成，连自己都奈何不得。好不容易有机会，盛阳霄想将其给带回去，试着看看是否能够剥夺其的体质嫁接到自己的身上。连在场这么多至尊境长老都无法发现此人的踪迹，这种强大的力量也唯有身为耀日的神皇的自己方才能够掌握。当这股力量不属于自己时是威胁，但当属于自己后，那便是助力。在场众多长老显得有些犹豫，老实说，连他们对这所谓的禁忌神体也十分的感兴趣。地上的莫奇空拖着重伤的身躯朝莫奇雅爬了过去，双目泣血，口中不断呼喊道：小雅，小雅！他像是蠕虫一般来到万奇雅的身边，紧抓她的手，胸腔满是心疼与仇恨。
哥哥带你走，哥哥这就带你回家。那颗独属于他的虚空天珠散发着蓝色的光芒，莫奇空想施展出空皇神体的力量，可瞬间便被盛阳霄给打断。只见盛阳霄皱了皱眉头，发现他还想要逃跑，不悦的冷声道：“聒噪！”一道炽热无比的烈焰直接朝着地上的莫奇空与莫奇雅焚煮而去。作为入圣境的莫奇空尚且还能够承受，可已经昏迷了的莫奇雅根本就抵抗不了。莫奇空瞳孔大惊，满是惊惧的紧紧抱着妹妹，试图为她抵挡。可莫奇雅的身躯逐渐燃烧了起来，万奇空面目狰狞，不断怒吼道：“不要伤害他！”可盛阳霄是什么人？曾经死在他手下之人不计其数，根本就不会在意一个蝼蚁的想法。轰！那熊熊的烈焰将莫奇雅刹那间焚烧成灰烬。咔！好像是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万奇空沐浴在火焰之中，看着空荡荡的双手，一时间呆住了。叮！天命女主莫奇雅被盛阳霄击杀，天命主角莫奇空气运值损失3万，天命主角盛阳霄受到气运反噬，气运值损失1万。因为万奇雅是天命女主的原因，强行将她给击杀，必然会遭受到气运的反噬。而盛阳霄又没有天命大反派光环的庇护，可以无视这些，自然也受到反噬。这倒是成全了苏九哥。苏九哥微微一愣，怎么连这盛阳霄也损失了气运值？看着场内凄惨无比的莫奇空，苏九哥轻叹道：“哎，这类主角终究有所牵挂，倒也是挺好拿捏的。”相比之下，作为神皇转世的盛阳霄看上去就麻烦得多。不过苏九哥也并没有太过在意，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场内，盛阳霄如此狠辣的手段，倒是令在场的众多神族长老们有些意外。莫奇空心如死灰，盛阳霄平静地开口道：“放心，你对吾来说还有点价值，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的死了。”莫奇空浑身发抖，双目赤红，犹如厉鬼一般摄人的猛地抬起头，紧盯着他。盛阳霄皱了皱眉头，抬手便是2道恐怖的火焰朝着莫奇空的双眸焚烧而去。我不喜欢你这种眼神。可就在这时，那2簇火焰忽然间消散。盛阳霄见状，眉头皱得更深了。轰！从莫奇空身上顿时燃烧起一股惊天的能量，这股力量甚至连在场的众多长老们都为之一惊。他竟然燃烧起了浑身的气血与本源，堕日功在手，空皇神体毫无保留的释放。嗡！一道白色的神华弥漫起莫奇空的周身。此刻，莫奇空宝体晶莹，整个人都沐浴在这股强大无比的光芒之中，与周围空间共鸣发成颤动，虚空天珠急速地转动了起来，发丝飞扬，如神似魔。他低吼着撕裂这片空间，气势极其磅礴，一束束白色的光线照耀而起，无数的空间切割朝着盛阳霄而去。你给我死！莫奇空怒目圆睁，一改颓势，这股强大的力量让他宛若神明一般，斩灭了周围的无数烈阳。空皇神体全开，这便是竞技神体的姿态。天空中垂落一道银色的光芒，周遭的空间在这一刻也齐齐破碎崩灭了起来。轰！轰！周围的神族长老们脸色一变，饶是苏九哥也没有想到，万奇空在这绝境之时，竟然能够爆发出这般的力量。这股力量完全已经不弱于自己与盛阳霄，燃烧浑身气血，让他万奇空短暂的达到了入圣境巅峰的修为。不好，这家伙是打算玉石俱焚了吗？太古仙域已经太久未曾见到过有竞技神体的出现，也根本无法想象一个竞技神体全开究竟能够爆发出的威能。为了庇护族中小辈，在场的至尊境大能们纷纷携带着后辈们消失于此，莫奇神族等人更是看呆了。至尊神吼从青色的妖狐之中咆哮而出，苏九哥起身揽住楚轩柔纤细的腰肢，脚尖轻点踏足于至尊神吼之上。这家伙疯了！苏九哥看着周围不断塌陷的空间，淡淡道：“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想杀了这圣阳天子。”此刻已经无人去关注这一头至尊境气息恐怖的妖兽是从何而来，纷纷撤离。作为直面这股力量的盛阳霄脸色一凝，这股力量让他回忆起了不好的一幕。空皇神体吗？曾几何时，仙古时期的空皇神体十分难缠，袭击了不少神族之人，来无影去无踪，其所过之处，一切都崩灭化为灰烬，不留下一丝痕迹。可是，仙古时期比莫奇空更为强大的那个身怀空皇神体之人，是身为曜日神皇的自己所斩杀。你的手段，我早就了知。盛阳霄不屑一笑，熊熊烈焰瞬间将其包裹，眉心的火焰印记变得更为的璀璨，金色的火焰让他像是一尊太阳一般，那些空间切割之线刚一接近便融化于此。万奇空脸色狰狞，虚空天珠直接破空而来，明明圆润无比，所过之处却切割了一切，杀机无限。嗖！虚空天珠直接穿透了烈阳，划过了盛阳霄的脸颊，一抹嫣红的鲜血滑落，虽伤口很快便愈合，但这一幕让盛阳霄微微一怔，随后脸色变得阴沉无比。我承认，你让我生气了。莫奇天子，本想要对付那素之主，既然如此，那便先镇压你。盛阳霄踏立于火焰之上，犹如火焰中的主宰一般，抬手之间便是无尽火域，如同卷起的海啸汹涌而出，天空之上异象卷起，无数火焰陨落。举手投足便是一门强大至极的无上神通，这无差别的攻击令周围方圆几里尽数焚烧，野火燎原，遍布了群山。哪怕是莫奇空此刻身处在空间之中，这弥足恐怖的烈焰也能够将其给化为灰烬。远处各方神族的众人纷纷踏空而起，坐落于坐骑之上，看着远方那壮阔无比的景象，云层都变成了赤色，似乎也燃烧了起来。空中无数火球砸落，在场的神族之人们无不大为所震。这便是东晋神族天子的实力吗？这随手的一道神通，竟然能够引得如此景象，我看即便是圣境也不过如此吧。同为东晋神族的古元海目光忌惮无比，这圣阳天子的实力或许已经超越了我古元神族的天子，恐怕日后圣阳神族有此人在，我古元神族怕是当不了东晋第一了。古元熙美眸讶异，海哥，这不可能吧？那圣阳天子真的有这么强吗？连隔壁天元神族与玉歌神族的长老们也都是眼眸闪烁，
阴晴不定，对于同为东晋神族的他们来说，圣阳神族有如此妖孽的后辈，可不是一件好事。而另一边，至尊神吼之上的苏九哥看着远处天边的那一幕，笑盈盈地说道：“还挺好看的，你说是吧，宣柔？”楚宣柔闻言白了一眼他，自家公子可真是心大，都发生这般事了，还有空欣赏这风景。公子您说的是？因果神眸透过那层层的浓雾与硝烟，看着场内的景象，苏九哥喃喃道：“看来，即便是用尽了最后底牌的莫奇空，也奈何不了这圣阳神族的天子啊。他已经看出莫奇空已经不想活了，所以才这么不要命的燃烧起了可以燃烧的一切。但面对同样是天命主角的圣阳霄，其下场可想而知。”苏九哥眼眸闪烁，缓缓开口道：“这空皇神体的本源，可不能任凭他这么消耗完了。尹老去将万奇空那个家伙带过来。哦，对了，我记得那里还有不少宝贝，他们没来得及收走吧？”苏九哥咧嘴一笑，身后的空间微微闪动，从后传来了尹老阴森的声音：“明白，弟子大人。”在场这么多神族至尊境的大能，任谁也没有发现尹老的存在。神迹场地内此刻已经是一片狼藉，莫奇空浑身浴血，身上还燃烧着那无法消散的火焰，可他却仿若是感觉不到痛楚一般，不要命地透支着自己的本源之力。圣阳霄眉心火焰应急愈发的闪烁，在其身后高高悬挂着一道炽热无比的金色火球，宝相庄严，犹如一尊神灵一般，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狼狈不堪的莫奇空。没用的，此地空间尽数被无焚灰，在这里，你那引以为傲的空皇神体力量根本就无法动用。曾经比你更为强大的空皇神体也死在无收下。你觉得你又与那人有何不同？我就是那太阳。莫奇空没有说话，而是双目赤红的死死盯着他。他颤抖着手，又一次拉开了堕日弓，这一次虚空天珠盘旋于那金色剑矢之上。万司空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妹妹莫奇雅的面容，他发誓，哪怕是死，也要替妹妹报仇。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与妹妹之间的羁绊是多么的深。为什么要杀了小雅？圣阳霄淡淡道：“哦，你是说那个蝼蚁吗？弱小的可怜，在这太古仙域之中，这么弱小的无用之人本就是一种罪过。不过至少他引出了你，禁忌神体之人。”咚，像是有什么东西震击在自己心中。莫奇空低着头，浑身止不住的剧烈颤抖了起来。无用之人，无用之人！莫奇空一时间猛地仰起头，双目挂着血泪，额间与手臂青筋暴起，甚至连地冰堕日弓都发出呻吟。你又知道什么？狗杂碎！我要杀了你，替我妹妹报仇！堕日弓竟然被拉成了满月状，几乎都快被扯断。无数恐怖的力量逐渐凝聚于那金色剑矢之上，仿若破晓前黎明的一击，神威盖世，惊人无比。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无用之人的力量！破天！砰！万奇空怒目圆睁地射出了这一剑，像是连太阳都能够击落，无愧堕日弓之威名。嗖！刺耳的破空声响彻，天地轰鸣，神霞冲天。这一击直接掏空了万奇空体内所有的力量。莫奇空双膝一跪，瘫软在地。那道附着于虚空天珠的巨大剑矢带着无尽的威压，贯穿一切，铺天盖地的朝着圣阳霄而来。只见那剑矢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最后竟然化作了9道赤亮无比的巨大金色剑矢，远远便能够感受到那股毁灭一切的气息。空皇神体本就不是万奇空最为擅长的手段，堕日弓方才是一直以来无双杀法神通。圣阳霄眼眸闪烁，轻声道：“这还像点样子？”面对如此恐怖的神通之术，圣阳霄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眉心间那一抹火焰印记熠熠生辉，他的双手燃烧起了熊熊真焰。作为曜日神皇的转世，他所觉醒的神力更是完美的继承了下来。赤焰神力，这金色的神焰丝毫不弱于诸天当中最为恐怖强大的天地异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圣阳霄脸色傲然，一头黑发凌空飞扬，在这笼罩于整个场地的无尽火域之中，不屑至极的开口道：“焚天炼！”轰！熊熊的火焰刹那间翻涌而起，在那9道金色剑矢之下，竟化作了一堵由金色神焰所矗立起的围墙，灼热窒息的气息压抑，似乎即将引来某种十分可怕的事情。嗖！9道剑矢一个接着一个的撞击在那火焰围墙之上，无数火苗火星四溅，犹如一场绚烂的烟花一般。那汹涌的火海似都阻止不了这道有着破天之能的剑矢。圣阳霄肆意地操纵着这火焰，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眉宇桀骜，只手一抬，那道火焰围墙急剧地旋转了起来，化作了火焰漩涡，直接将那剑矢给淹没，朝着莫奇空吞噬而去。你我的实力如萤火与皓月争辉，天差地别。而就在这时，令人讶异的事情发生了。那最后一道盘踞着虚空天珠的金色剑矢迸发出了一股可怕的气息，虚空天珠绽放出苍茫的光芒，竟直接将这无数道火焰给吞没卷入其中，没有了焚天炼的阻挡。最后的剑矢喷涌出无尽的杀机，明灭十方，粉碎一切的迎面而来。空皇神体的力量又岂是你所能够想象的？万奇空面目狰狞，状若疯狂的仰天长啸道。见苍生炼被破，圣阳霄瞳孔之中终于有了一丝异样的浮动。轰隆隆，磅礴的力量冲霄从四面八方向着四周扩散而去，这股惊人的力量让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各方神族大能们脸色微惊。这是嗡！场内悬停于空中的岁月轮毂迸射出悠悠苍凉的时间之力，一切的画面都仿佛静止在此刻。那携带着虚空天珠可破万法的金色剑矢，竟然就距离圣阳霄不到1米之远。感受着上方可怕的气息，圣阳霄脸色难看无比。莫奇空的拼死反扑，竟让他不得不动用了岁月轮的力量。独属于莫奇神族的觉醒神力所凝练出的那颗虚空天珠之内，竟然类似于储物界一般，存在着一方巨大的空间。自己的赤焰尽数被吞没于虚空天珠之中，这才让他一时大意，差点中招。蝼蚁，你很好。圣阳霄脸色阴沉无比，浑身颤抖的低声道：“你惹恼我了。想他一介曜日神皇，何曾受到过如此屈辱？
虽未曾伤及自己分毫，但他而言，不能以绝对的力量秒杀莫气空，那便是耻辱。盛阳霄向前迈进一步，更为庞大且炙热的火焰凭空燃烧而起，静止在身前的金色剑矢以及上方的虚空天珠似承受不了这股力量。那颗虚空天珠弥漫起裂纹，突然砰的一声炸裂成了粉碎。之前被其所吞没的无尽火焰喷涌，化作火龙，摧枯拉朽的席卷，朝着莫气空席卷而去。他甚至都不打算要莫气空的空皇神体，而是直接欲夺其性命。岁月轮的力量停止，这能够焚尽天地间一切的金色神焰熊熊燃烧。以莫气空的实力，是绝对无法抵御住这股强大至极的力量的。周围的一切在这股力量下都化作了焦土，天空都被燃烧了起来，变得鲜红无比，仿若末日。盛阳霄眸光冰冷，缓缓说道：“本来还想留你一命的，想不到这禁忌神体却这么的不知好歹。”待着漫天火焰散去，莫气空的形神俱灭，也让盛阳霄心里舒服了不少。像是发现了什么，盛阳霄紧皱着眉头看向莫气空所在之处，不知为何，他总感觉有些奇怪。当他转过身时，猛然间发现自己的岁月轮以及之前各方神族长老们所平添上的彩头都不见了。这一刻，盛阳霄直接傻眼了。不是我，岁月轮呢？作为岁月轮谷之主，他立刻感知起了岁月轮的存在，正在以急速朝着远处遁去，离自己越来越远。岁月轮竟然被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偷走了！盛阳霄瞳孔放大，满脸写满着不可置信与错愕。他面色瞬间黑了下来，变得难看至极，一时间高傲与威严尽失，恐怖的气息波动，滔天的烈焰冲天，气急败坏的怒吼道：“混蛋！是谁？究竟是谁？我要杀了你！”而另一边的苏九哥耳旁却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天命主角盛阳霄失去神物岁月轮毂，气运值损失6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6万。”苏九哥微微一怔，随后咧嘴笑道：“看来是赢老得手了。”盛阳霄自负无比，这么肆无忌惮展示自己底牌的天命主角，苏九哥还是头一次见。神皇转世，喜欢装？直接给你裤衩子都给扒了。而不远处的各方神族长老们感受着这股惊人的气息后，议论纷纷。那里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盛阳长老，你族神子就在里面，难道你不去吗？那个家伙到底还是一位禁忌神体。天元神族的长老说道。盛阳神族长老神色平静，丝毫不担心盛阳霄的危险，神色傲然地说道：“无族天子的实力，我等自然是知晓，还不劳烦尔等操心。”古元资莲美眸闪烁，悠悠说道：“看来盛阳神族倒是出了个不是妖孽啊。”说到这，他看向了苏九哥的方向，心中暗暗想到，此人来历也绝对非凡，光是那头至尊境级别的妖兽便足以说明了一切。不知道为何，古元资莲看着至尊神吼，总感觉有些眼熟，可却一时间想不起来。至尊神吼乃是太古神兽，其存在之悠久数量也少得可怜，诸天神兽颇多，若非是专注于此之人，也很难一时半会认出至尊神吼的模样。玉阁神族长老，哼，我族天子天女此次只不过是没来，也不见得比他圣阳天子弱上不少。不过那莫奇神族的后辈倒也是有点意思，能够坚持了这么久。他们这些东晋神族至尊境的老骨头都未曾出手，对他们而言，更加在意的是圣阳神族竟然出了如此强大的后辈。至于莫气空，虽是禁忌神体，但依旧只是小辈而已，出手有降自己身份。莫奇神族这边，一个个莫奇长老脸色复杂，莫奇欧更是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莫气空竟然会拥有空皇神体这般的禁忌体质，已入圣境2重的修为，竟然能与这圣阳天子斗上这么久，这足以说明禁忌神体的潜力。看了看一旁正一脸呆愣的莫奇哲，莫奇欧叹了一口气，唉，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好是坏。莫奇哲此刻可谓是无比的后怕，身怀禁忌神体的莫气空，也就是说，曾经他有无数次可以击杀自己不被发现的机会。这时，远处的东林长风踏空而来，他来到苏九哥面前，上来便是拱手一拜：“徐弟子，多谢。”东林长风发自内心的拜谢道。对上圣阳天子，莫气空几乎已经是必死的局面了。若非是眼前这位来自诸天的弟子大人，自己恐怕这辈子都难以寻觅到拥有禁忌神体的莫气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九哥还是自己的恩人。当然，若是没有花费那一件地兵的话，那就更好了。老实说，哪怕是作为东林神族大长老的他，突然间要他拿出一件地兵，也花费了不小的功夫。苏九哥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淡淡道：“无妨，我记得了长老的东西，那自然是要将事情给办妥。”东林长风拱了拱手，说道：“神迹之后，还请徐弟子您来我东林神族坐一坐。我们族长大人对诸天十分感兴趣，非常想要见见徐弟子您。”这是他第2次出言邀请。东林长风补充道：“若是徐弟子肯赏脸，我东林神族必将徐弟子您奉为至宾。我东林神族虽不如东晋神族那般强大，但相比起莫奇神族来说，在这太古仙域当中，还算是更为有能量一些。还请您考虑考虑。”万奇欧等一众长老们闻言，脸色难看无比。当我们不存在吗？因为神迹的中断，在场的各方神族皆是闲暇了下来。这时，古元神族的那位女长老古元资莲也带领着族中的2位后辈前来。东林长风见状，眼神有些讶异，随后告退一声，离开了此地。古元资莲，东林长老怎么就这么走了？他来到苏九哥身前，美眸有些异彩，近距离的接触，更加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苏九哥身上那股尊贵淡然的上位者气息，这不是随意能够培养出来的弟子。古元资莲笑盈盈的说道：“在下古元资莲，您便是来自诸天的弟子吧？当真是神武不凡，从弟子身上，我等神族大概是初窥了诸天的风采，倒是不弱于当年，并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态度，说话反倒是和蔼无比。”其身后的古元海和古元熙2人也十分好奇的打量着苏九哥。苏九哥看着眼前的美妇人，身材丰腴窈窕，宛若熟透了的水蜜桃一般，但笑着回应道：“古元神族，东晋4大神族之一，久仰久仰。”古元资莲摆手轻笑道：“
不敢当，不敢当。徐弟子，老实说，可不仅仅是我们，其他人对您的身份也是感兴趣无比。说着，他看向了不远处正死死盯着此处看的各方神族。在场之人的消息灵通，不一会儿便将苏九哥所展示的身份给打听到了一个七七八八，都十分好奇，这莫奇神族究竟是从哪找来的这位诸天弟子。苏九哥笑了笑，眼眸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美妇丰满的身姿，开口道：“来此地，我也未曾隐藏过身份，想来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不知资莲长老前来所为何事？”对于这般侵略性十足的目光，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古元资莲自然是不会计较，何况眼前之人身份还不一般。没什么，只不过是单纯的想要拜访一下弟子大人而已。妾身对于诸天可是敬仰许久，那儿毕竟是万族林立的中心。仙古时期，各方天生地养的奇异种族层出不穷，诸天的广袤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太古仙域终究脱离不了道域的范畴。这两位是我古元神族的后辈，古元海和古元熙。海儿、熙儿，还不过来见过这位徐弟子？两人齐齐上前拱手道：“徐弟子。”苏九哥微微颔首，这一幕倒是让其他的几方神族有所不快。天元长老冷哼道：“哼，古元资莲那个女人，我等好歹也是东晋神族，诸天早就没落，怎么能够去与一个身份说不清道不明之人如此亲近？玉阁长老，可别让对方看清我等东晋神族。”一旁的圣阳神族领对长老闻言，笑呵呵地说道：“我说你们明明心里对那位诸天弟子又在意得很，嘴上又硬得要死，人家的修为好歹也是不弱于我等族中天子天女之下，人资莲长老去拜访，碍着你们什么事了？”他们不知道，但作为圣阳神族长老的他却清楚知晓，天子圣阳霄早在刚踏入圣境之时，便有着能够轻易击败族内圣境巅峰长老的实力了。更别说圣阳霄所觉醒的，更是与神族先祖耀日神皇一样的一种神力赤焰，能被天子所在意的，绝对不是什么凡人。天元长老瞥了他一眼，开口道：“你圣阳神族这次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族中天子都来了？看你族天子的样子，似乎与这弟子有所过节，你难道就不在意吗？”圣阳长老大笑一声，神色傲然地看着对面苏九哥，眼眸闪烁，自负道：“无所谓，我族天子自会出手。”这是圣阳萧所带给他们圣阳一族无限的自信。古往今来最强的一位天子，无论是地位还是实力，都无人能比拟。而就在这他放声大笑之时，从远处突然传来了圣阳萧愤怒至极的声音：“混蛋，是谁偷走了我的宝物？给我滚出来！”不远处，一抹极其强大，宛若烈阳一般的熊熊火焰破空而来。圣阳萧沐浴在火焰之中，神情愤怒无比，任谁都能够看出其糟糕的心情。圣阳长老愣了愣，这声音笼罩全场。一旁的天元长老面色古怪地说道：“你族天子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啊？”另一边的苏九哥等人自然也是听到了这声音。正在畅聊的古元自怜蹙了蹙秀眉，喃喃道：“这圣阳神族天子是怎么一回事？为何发这么大的火？”疑惑了半晌，古元自怜朝着苏九哥说道：“与徐弟子一叙，受益匪浅，若有机会，我古元神族也想前去诸天看看。既然魏圣阳天子已经回来了，想必是那禁忌神体已经陨落，神迹要接着进行。虽不知徐弟子你与这圣阳天子有什么恩怨，但神斗上还请小心。我族天子曾与其一战，虽结果未止，但那日我族天子是重伤而归。古元神族作为东晋四神族中的第一势力，其天子天女历来都是稳稳地压着其他三大神族一头。从他的话中可想而知，圣阳霄绝不简单。”苏九哥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了。老实说，早在来时自己便做好了所有神族之人都敌视自己的准备，毕竟是从诸天而来的外人。可到遇见了万岐神族、东陵神族以及这里实力最为强大的古元神族频频示好后，苏九哥才发现自己似乎是有些偏颇了。虽在他们眼中地族已经没落，但苏九哥所展现出的绝对实力还是赢得了不少神族之人的尊重。能够存在这么久的神族，不可能全都是傻子，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存在。”苏九哥嘴角含笑，暗暗想到，还是当反派爽。反观莫奇空，一路走来没有任何家族的帮助，好不容易有所成就，还经常遭遇不公以及鄙视，唯一的底牌禁忌神体一暴露，便成为了整个太古仙域所有神族的公敌，可谓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该死的既视感！苏九哥摇了摇头，看向了远处疾驰而来的圣阳霄。像圣阳霄这一类型的重生流天命主角，结合种种来，应该是龙傲天那种纯粹碾压一路爽到结尾的装逼流主角。对付这种主角，以绝对的实力踩碎他的尊严，无异于是最好的办法。苏九哥轻声道：“尹老，莫奇空还活着吗？”尹老的身影悠悠传来，简单明了：“活。”苏九哥点头，沉吟后说道：“圣阳霄那个家伙恐怕能够感受到岁月轮的存在，尹老将那东西交给我来保管。”嗡！一枚储物戒不知从何处静悄悄地漂浮在苏九哥手中。苏九哥见状，将神识探入，在其中发现了各方神族所添加的彩头：九霄凤蟹丹、龙涎香、追魂、天地玉髓，以及散发着悠悠光芒的岁月轮骨。将这些东西都收入系统的储存空间当中，岁月轮骨与圣阳霄的联系一瞬间便被切断。轰！圣阳霄脑瓜子嗡嗡，脸上赫然浮现出匪夷所思之色，停在了半空中。明明刚刚自己还能够感知到岁月轮就在此地，怎么现在那么大个岁月轮就突然凭空消失了？啊！圣阳霄暴怒无比，恐怖的力量犹如浪潮一般，一波又一波的倾泻而出。天子，天子，您怎么了？圣阳神族的长老带领着一众人前来，看着眼前近乎狂怒的圣阳霄，满脸震撼与不解。周围的各方神族也纷纷投递而来了异样的目光。那禁忌神体呢？有人问。死了。圣阳霄瞳孔有些血丝，目光凶狠无比地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一众人。是谁？是谁偷了我的宝物？啊！
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圣阳天子的宝物被人偷走了？难道还有别人留在那吗？有人环顾四周，皱眉说道。各方神族长老们闻言暗道一声不好，立刻便想起了自己所添加上的彩头。古元资莲紧蹙着眉头，开口道：“圣阳天子，你先冷静一点。你说你那件天彩的宝物被偷了，我等天彩的宝物也在其中，可还在？”圣阳霄瞥了他一眼，冷声道：“天彩之宝都没了。”什么？在场之人无不大惊，各方神族长老更是议论纷纷。天彩宝物全部消失，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怎么回事？会不会是那禁忌神体偷走的？他对于空间的掌控可是无人能比的。有这个可能，但你没听到吗？圣阳天子都说此人已经死了，连他自己的宝物也都消失不见了。可那儿在场的无非就是他们两人，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自己拿走的？玉阁神族长老脸色有些不善地开口道：“圣阳天子，你说宝物都不见了，不会是你一人想要独吞那些彩头吧？宝物凭空消失，这件事很难让人不怀疑到他的头上。其他神族忌惮圣阳神族不敢妄加猜忌，但同为东晋神族的他们可不会在意这么多。”天元神族长老也是冷声道：“既然那禁忌神体人都已经死了，那他的尸体呢？会不会是在他储物界之中？”圣阳长老怒喝道：“你们两个是什么意思？没听到我族天子自己宝物也不见了吗？还是说你觉得以天子的身份会在意那些宝物？各方神族所添上的本就是一些不算特别珍贵的东西。”玉阁长老，哼，谁知道你族天子是怎么想的？圣阳霄眸光森然，冰冷地扫视着在场出言的几位长老。明明是入圣境巅峰，可是这般摄人的目光令他们几位至尊境的大能也都有些不寒而栗，似乎像是面对着什么极其可怕的存在一般。你们，圣阳霄冷然道，都是在质疑本天子，自己乃是耀日神皇，曾几何时可是整个禁忌神族乃至诸天之间都至高无上的存在，哪怕是同为神族之人，这群至尊境的长老在自己面前也无非是比蝼蚁强上一些罢了，也敢质疑本皇。在这股霸道的气势之下，一时间竟无一人说话，就连玉哥与天元神族的两位长老都面色阴沉，负手不语。这便是来自于龙傲天主角的压迫力。场内的气息一时间变得有些沉重了起来。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玩笑声响起：“可在那的确只有你与万七空两人。既然莫七空已死，那不是你的话，难道这件事都是一个死人做的？”在场的神族之人一惊，纷纷朝着苏九哥的方向看去。没有人会想到，此时出言之人竟会是一个外人。苏九哥笑盈盈地看向了圣阳霄，眼眸之中毫无任何的敬畏可言，反倒是有着一丝嘲讽之色。这宝物可不简单啊，或许是你回来的时候太过匆忙了，要不要再去好好找找？唯有同为岁月轮之主的圣阳霄才能够听明白苏九哥话里的意思。圣阳霄脸色一变，眸光不善地看向了苏九哥：“你什么意思？你认为吾会在意那些宝物吗？”对他而言，岁月轮的消失只可能是眼前这诸天弟子才能够做到的事。在场之人甚至不清楚岁月轮所为何物。吾倒是认为那些东西就在你的手上。圣阳霄悠悠道：“苏九哥摊手，我可是一直在这里未曾离开过，在场的诸多长老们都可以作证。徐弟子之前的确是与我等在一起，圣阳天子莫要污蔑人。”古元自怜开口帮衬道：“闭嘴！”圣阳霄冷冷地打断：“本天子在乎的可不是什么解释。”古元自怜蹙了蹙眉头，愈发地对着圣阳天子感到不满。虽然圣阳神族这一届的天子虽说其实力天赋强大无比，但是自己好歹也是一位至尊境的长老，竟如此不将自己给放在眼里。圣阳霄面色平静，缓缓说道：“是与不是，吾自有定论。”说罢，浓郁至极的威压朝着苏九哥所在的末期神族方向涌动而去，在其周围凭空燃烧起了一道道赤焰。在场众人无不面色大变，这圣阳天子是打算动手了？苏九哥眼眸微眯，目光也隐约变得不善了起来。哦，本弟子可不是万气空那种货色。面对圣阳霄的威压，苏九哥面不改色，甚至还有余力庇护着一旁的楚宣柔。反观末期神族其他小辈这边可就不太好受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一个个在这股恐怖的气息之下面色涨红无比，甚至连呼吸都显得有些困难。若不是末期长老们出手，只怕一个个都会直接从空中坠落。莫奇欧，圣阳天子，你想做什么？远处的东林长风与古元资莲也说话了。东林长风，圣阳天子，还请住手！今日可是神界，你难道就不打算管管你族天子吗？古元资莲美眸紧盯着圣阳神族的长老，沉声道。圣阳神族长老闻言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说道：“我族天子的决策，本长老可干涉不了。这终究是一场后辈的决斗罢了。以他们的实力，无非就是神斗的第一的二，早晚有一场决斗，倒不如现在就开始。但是，若是你们至尊境出手，后果可就不同了。同为至尊境的他，必然不会坐视不理。”天元神族长老笑呵呵的开口道：“哼，资莲长老，我看也未尝不可呀。反正神斗场地也被毁了，倒不如直接开始吧。一些宝物而已，没了就没了。”他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说道。无论是苏九哥还是圣阳霄，他都看不顺眼，倒不如看看两人争斗。玉阁长老也不知道二人谁更强一点呢。你们古元资莲面色冰冷，见连三位东晋神族的长老们都这么说了，以他一人之力还改变不了眼前这个局势。东林长风也是心急如焚，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见苏九哥如此轻易便抵御了自己的压势，圣阳霄也不太在意，而是眸光傲然地锁定着他。既然岁月轮毂已经丢失，那么在苏九哥身上重新夺回新的岁月轮素也是一样。何况岁月轮毂也很可能在他身上。圣阳霄瞳孔似有神焰在跳动，目光璀璨，在其周围升腾起炙热无比的热浪。居高临上俯瞰着下方的苏九哥开口道：“来战，让我见识见识，诸天之人究竟是不是都是一些水货？”对于圣阳霄的邀战，苏九哥自然也是求之不得。
很久没有遇到与秋莲月那般能够让自己感到有些棘手的天命主角了，哪怕对面是曜日神皇的转世，他也毫不在意。苏九哥地眸平静，一抹漆黑的光芒闪烁而起，他的身上赫然浮现出神武不凡、气息深不可测的万渊墨鳞甲，光泽流转，表面黝黑透亮，有着一股暗沉的金属质感，更是不断散发出漆黑色的气息，充满着血腥与煞气。地具，这拥有着绝对防御神韵无比的万渊墨鳞甲刚一出现，便让在场的各方神族长老们瞳孔放大。这是地器，竟然还是一件防御类型的地具，这可是极其稀少的啊！不愧是诸天的弟子，诸天地族哪怕是没落，其底蕴也终究是我等难以想象的。看着宛若战神一般不可匹敌的苏九哥，他那风轻云淡的气势，在身披上万渊墨鳞甲后，立刻就变得霸道绝伦，仿若变了一个人似的。入圣境巅峰的实力，丝毫不在圣阳霄之下。哪怕是空中的圣阳霄，在见到苏九哥的这般姿态后，眼神中都闪烁起一股异样的光芒。好宝贝，但是仅凭这个是抵御不了吾的赤天焚焰。来吧！圣阳霄战意冲霄，凌空一踏来到与天际，眉形火焰印记璀璨。他大手一张，熊熊烈焰从四面八方平扑而出，甚至连云层都被燃烧了起来。天地间一刹那被赤红色的火烧云给笼罩，红红的一片，看上去可怕无比。感受到这股力量后，不少神族长老带着族中的小辈撤离到千里之外。古元资莲也是紧蹙着眉头，不得不暂时离开。任谁都能够看出两人之间有所恩怨，想要一战的决心。苏九哥咧嘴一笑，将体质切换成不灭神魔体的状态，顿时间无比磅礴的力量充盈着四肢身躯，神魔之气涌动而出。这是他最为噬手的体质，似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力，以绝对霸道的肉身之法崩灭敌人。砰！一道空爆声响起，苏九哥直接化作一道漆黑无比的魔焰冲天，速度极快的来到了圣阳霄的身前，简单粗暴的一拳轰出。同样的圣阳霄也没有施展出任何的神通，抡动着右臂予以回击。轰！磅礴的力量从两人的拳锋溅荡而出，这片天空都被打散，一时间万里无云。两人的境界本就没有任何的相差，甚至拥有先天混沌体的苏九哥更为占据着优势，不灭神魔体的力量源源不断。感受着那股惊天的力量，圣阳霄眼眸浮现出一丝诧异之色，整个人的身形竟然不受控制的向后节节暴退。之前这么狂妄，原来只有如此吗？苏九哥豪迈无比的大笑一声，向前迈进，压制力十足。他再一施力，显然是还有着不少的余力。仅仅是这简单的一击，便已看出两人的肉身之差。远处时刻注意着这里的神族长老们神色显得有些震撼，圣阳长老更是一脸不可思议之色。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天子可不仅仅是实力强悍，就连肉身都是在这太古仙域内数一数二的存在。以肉身之力直接打得这头太古大凶争臣服。这一刻，圣阳霄身躯巨震，似乎难以接受这个现实，面对苏九哥的挑衅，脸色变得无比的冰冷。给我闭嘴！他右拳一震，迸发出赤亮的神芒。轰隆隆，两人的身躯同一时间向后远远退去。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击到天命主角圣阳霄的信心，天命主角圣阳霄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耳旁响起系统的声音，苏九哥咧嘴一笑。果然，对付龙傲天这一类的天命主角，践踏着他的信心便是最好的办法。苏九哥轻松地晃了晃手臂，接着嘲讽道：“不痛不痒的，圣阳霄，你让本弟子有些失望了。原来岁月轮毂之主也仅仅只有这样吗？”心情高傲不可一世的圣阳霄最受不了这般挑衅，他面色唰的一下阴沉了下来，眼眸浮现出浓浓的杀意，眉心的火焰印记似乎跳动了起来，散发着赤红的光芒，像是在宣告此刻他愤怒至极的内心。我会让你认识到你我之间的差距。圣阳霄大喝一声，火焰印记绽放出赤色的神霞，一时间风起云涌，金色的火焰从其身上燃烧而起，化作了火焰之铠，独属于他的觉醒神力赤焰神力催动了。熊熊赤焰汇聚成了火焰的海洋，圣阳霄君临于其中，像是一位不可直视的火焰君王。赤焰神力的强悍可焚天撼地，他踩踏着火焰而来，烈焰加深，从这滔天的火海之中抽出了一柄巨大沉重的阔刀，阔刀燃烧着烈火，对着苏九哥的方向便是挥击一斩。焚天怒，像是苍天之怒，这汹涌的烈焰化作数斩横空而来，神力不绝，所过之处烧尽万物一切，化为灰烬。赤焰神力的可怕在于能够无时无刻地焚煮着苏九哥的真气甚至血液。苏九哥皱了皱眉头，他竟然从这道神通之中感受到了一丝许久未曾感觉到的心悸，浑身的血沸腾了起来，好似要蒸发一般。不愧是神皇的转世，无论是境界还是神通都丝毫不弱于自己，达到了绝对的巅峰。面对这一击，苏九哥也不敢大意，右手凭空一握，黑皇霸道至极的地兵黑黄渊戟握于手中，苏九哥紧盯着那道恐怖的无上神通，瞳孔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光。因果神谋，他看透了焚天怒的薄弱之处，手持着黑黄渊戟，一头如瀑的长发肆意飞扬，以万钧之力挥动，朝着焚天怒直面而去。烈火焚烧在这万渊墨鳞甲之上，苏九哥大喝一声，眸光璀璨，黑黄渊戟剧烈的颤动，同样展出一击破天之威，狂暴惊骇的神力席卷八荒，迸发出漆黑无比的光芒。乱戟八荒，嗡！天空照耀起两道灼眼的光芒，一黑一红的碰撞，神力激荡碰撞，磅礴浩大，宏伟无比。轰隆隆，惊天动地的震响传来，炸出了无数绚烂的烟火，哪怕是在数千里之外的各方神族都感受到了这绝对的力量。古元神族之中，古元海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虽早有预感，无论是面对苏九哥亦或是圣阳霄两人其中的任何一人，自己都不是对手。当感受到这股力量后，他现在都有些质疑，自己若是到了入圣境巅峰，真的有一战之力吗？答案显而易见，他虽是古元神族天骄，但绝非最顶尖的那一批，
在他头上，光是天子天女两人便将自己压得抬不起头来。古元海眼神敬畏，沉默许久后喃喃道：“看来这次的神迹真是不枉此行，恐怕天子天女知道了都会后悔没有一同前来。这诸天弟子和圣阳天子未免有些太过可怕了。”不仅仅是他一人这么觉得，同样的一些实力偏弱的神族长老们更是一脸苦涩。这股力量连他们都没什么把握抵挡，这便是真正妖孽所带来的压迫感。圣阳长老眉头紧锁，看着天边那不断爆起的神光，弥漫起毁灭的气息，眼中闪过一丝担忧，朝着莫奇神族的长老们冷声道：“你莫奇神族当真是走了大运，能够留下如此大佛？”莫奇欧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位徐弟子如此强大，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到最后竟与东晋天子打得不相上下，有来有回。而此时的另一边，苏九哥将手中黑黄一甩，除去附着于黑黄渊脊之上的金色火焰，模样轻松，有紫色的魔龙虚影环绕，看上去身姿神武不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耗。眼眸有些戏谑地说道：“怎么，这就急了？圣阳天子，你不是说你我的差距犹如天鹤吗？”圣阳萧闻言，心情愈发的低沉，数招都无法解决掉眼前之人，这不禁让生性高傲的他烦闷无比。看着眼前这有着地具庇护、近乎毫发无损的苏九哥，圣阳萧双手交织，从眉心的火焰印记之中，竟然迸射出了一道玄奥无比的印诀。以两人为范围的数百里内，场内的温度一瞬间急剧上升，一道如灭世大磨盘的火焰虚影浮现于上下，缓缓闭合，像是在熔炉之中。圣阳萧冰冷无比的怒喝道：“够了，你也该死了！”场内的气息一时间变得有些沉重了起来。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玩笑声响起：“可在那的确只有你与万七空两人。既然莫七空已死，那不是你的话，难道这件事都是一个死人做的？”在场的神族之人一惊，纷纷朝着苏九哥的方向看去。没有人会想到，此时出言之人竟会是一个外人。苏九哥笑盈盈地看向了圣阳萧，眼眸之中毫无任何的敬畏可言，反倒是有着一丝嘲讽之色。这宝物可不简单啊，或许是你回来的时候太过匆忙了，要不要再去好好找找？唯有同为岁月轮之主的圣阳萧才能够听明白苏九哥话里的意思。圣阳萧脸色一变，眸光不善地看向了苏九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吾会在意那些宝物吗？”对他而言，岁月轮的消失只可能是眼前这诸天弟子才能够做到的事。在场之人甚至不清楚岁月轮所为何物，吾倒是认为那些东西就在你的手上。圣阳萧悠悠道：“苏九哥摊手，我可是一直在这里未曾离开过，在场的诸多长老们都可以作证。徐弟子之前的确是与我等在一起，圣阳天子莫要污蔑人。”古元自怜开口帮衬道：“闭嘴！”圣阳萧冷冷的打断：“本天子在乎的可不是什么解释。”古元自怜蹙了蹙眉头，愈发的对着圣阳天子感到不满。虽然圣阳神族这一届的天子虽说其实力天赋强大无比，但是自己好歹也是一位至尊境的长老，竟如此不将自己给放在眼里。圣阳萧面色平静，缓缓说道：“是与不是，吾自有定论。”说罢，浓郁至极的威压朝着苏九哥所在的莫奇神族方向涌动而去，在其周围凭空燃烧起了一道道赤焰。在场众人无不面色大变，这圣阳天子是打算动手了？苏九哥眼眸微眯，目光也隐约变得不善了起来。哦，本弟子可不是万气空那种货色。面对圣阳萧的威压，苏九哥面不改色，甚至还有余力庇护着一旁的楚宣柔。反观莫奇神族其他小辈这边可就不太好受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一个个在这股恐怖的气息之下，面色涨红无比，甚至连呼吸都显得有些困难。若不是莫奇长老们出手，只怕一个个都会直接从空中坠落。莫奇哦，圣阳天子，你想做什么？远处的东陵长风与古元资莲也说话了。东陵长风，圣阳天子，还请住手！今日可是神界，你难道就不打算管管你族天子吗？古元资莲美眸紧盯着圣阳神族的长老，沉声道。圣阳神族长老闻言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说道：“我族天子的决策，本长老可干涉不了。这终究是一场后辈的决斗罢了。以他们的实力，无非就是神斗的第一的二，早晚有一场决斗，倒不如现在就开始。但是，若是你们至尊境出手，后果可就不同了。同为至尊境的他，必然不会坐视不理。”天元神族长老笑呵呵的开口道：“哼，资莲长老，我看也未尝不可呀。反正神斗场地也被毁了，倒不如直接开始吧。一些宝物而已，没了就没了。”他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说道。无论是苏九哥还是圣阳萧，他都看不顺眼，倒不如看看两人争斗。玉阁长老也不知道二人谁更强一点呢？你们古元资莲面色冰冷，见连三位东晋神族的长老们都这么说了，以他一人之力还改变不了眼前这个局势。东陵长风也是心急如焚，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见苏九哥如此轻易便抵御了自己的压势，圣阳萧也不太在意，而是眸光傲然地锁定着他。既然岁月轮骨已经丢失，那么在苏九哥身上重新夺回新的岁月轮素也是一样。何况岁月轮骨也很可能在他身上。圣阳萧瞳孔似有神焰在跳动，目光璀璨，在其周围升腾起炙热无比的热浪。居高临上俯瞰着下方的苏九哥，开口道：“来战，让我见识见识，诸天之人究竟是不是都是一些水货？”对于圣阳萧的邀战，苏九哥自然也是求之不得。很久没有遇到与秋莲月那般能够让自己感到有些棘手的天命主角了，哪怕对面是曜日神皇的转世，他也毫不在意。苏九哥地眸平静，一抹漆黑的光芒闪烁而起，他的身上赫然浮现出神武不凡、气息深不可测的万渊墨鳞甲，光泽流转，表面黝黑透亮，有着一股暗沉的金属质感，更是不断散发出漆黑色的气息，充满着血腥与煞气。地具，这拥有着绝对防御神韵无比的万渊墨鳞甲刚一出现，便让在场的各方神族长老们瞳孔放大。这是地器，竟然还是一件防御类型的地具，这可是极其稀少的啊！不愧是诸天的弟子，
诸天地族哪怕是没落，其底蕴也终究是我等难以想象的。看着宛若战神一般不可匹敌的苏九哥，他那风轻云淡的气势，在身披上万渊墨鳞甲后，立刻就变得霸道绝伦，仿若变了一个人似的。入圣境巅峰的实力，丝毫不在圣阳霄之下。哪怕是空中的圣阳霄，在见到苏九哥的这般姿态后，眼神中都闪烁起一股异样的光芒。好宝贝，但是仅凭这个是抵御不了无的赤天焚焰。来吧！圣阳霄战意冲霄，凌空一踏来到与天际，眉形火焰印记璀璨。他大手一张，熊熊烈焰从四面八方平铺而出，甚至连云层都被燃烧了起来。天地间一刹那被赤红色的火烧云给笼罩，红红的一片，看上去可怕无比。感受到这股力量后，不少神族长老带着族中的小辈撤离到千里之外。古元资莲也是紧蹙着眉头，不得不暂时离开。任谁都能够看出两人之间有所恩怨，想要一战的决心。苏九哥咧嘴一笑，将体质切换成不灭神魔体的状态，顿时间无比磅礴的力量充盈着四肢身躯，神魔之气涌动而出。这是他最为噬手的体质，似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力，以绝对霸道的肉身之法崩灭敌人。砰！一道空爆声响起，苏九哥直接化作一道漆黑无比的魔焰冲天，速度极快的来到了圣阳霄的身前，简单粗暴的一拳轰出。同样的圣阳霄也没有施展出任何的神通，抡动着右臂予以回击。轰！磅礴的力量从两人的拳锋溅荡而出，这片天空都被打散，一时间万里无云。两人的境界本就没有任何的相差，甚至拥有先天混沌体的苏九哥更为占据着优势，不灭神魔体的力量源源不断。感受着那股惊天的力量，圣阳霄眼眸浮现出一丝诧异之色，整个人的身形竟然不受控制的向后节节暴退。之前这么狂妄，原来只有如此吗？苏九哥豪迈无比的大笑一声，向前迈进，压制力十足。他再一施力，显然是还有着不少的余力。仅仅是这简单的一击，便已看出两人的肉身之差。远处时刻注意着这里的神族长老们神色显得有些震撼，圣阳长老更是一脸不可思议之色。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天子可不仅仅是实力强悍，就连肉身都是在这太古仙域内数一数二的存在。以肉身之力直接打得这头太古大凶争臣服。这一刻，圣阳霄身躯巨震，似乎难以接受这个现实，面对苏九哥的挑衅，脸色变得无比的冰冷。给我闭嘴！他右拳一震，迸发出赤亮的神芒。轰隆隆，两人的身躯同一时间向后远远退去。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击到天命主角圣阳霄的信心，天命主角圣阳霄气运值损失1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耳旁响起系统的声音，苏九哥咧嘴一笑。果然，对付龙傲天这一类的天命主角，践踏着他的信心便是最好的办法。苏九哥轻松地晃了晃手臂，接着嘲讽道：“不痛不痒的，圣阳霄，你让本弟子有些失望了。原来岁月轮毂之主也仅仅只有这样吗？”心情高傲不可一世的圣阳霄最受不了这般挑衅，他面色唰的一下阴沉了下来，眼眸浮现出浓浓的杀意，眉心的火焰印记似乎跳动了起来，散发着赤红的光芒，像是在宣告此刻他愤怒至极的内心。我会让你认识到你我之间的差距。圣阳霄大喝一声，火焰印记绽放出赤色的神霞，一时间风起云涌，金色的火焰从其身上燃烧而起，化作了火焰之铠，独属于他的觉醒神力赤焰神力催动了。熊熊赤焰汇聚成了火焰的海洋，圣阳霄君临于其中，像是一位不可直视的火焰君王。赤焰神力的强悍可焚天撼地，他踩踏着火焰而来，烈焰加深，从这滔天的火海之中抽出了一柄巨大沉重的阔刀，阔刀燃烧着烈火，对着苏九哥的方向便是挥击一斩。焚天怒，像是苍天之怒，这汹涌的烈焰化作数斩横空而来，神力不绝，所过之处烧尽万物一切，化为灰烬。赤焰神力的可怕在于能够无时无刻地焚煮着苏九哥的真气甚至血液。苏九哥皱了皱眉头，他竟然从这道神通之中感受到了一丝许久未曾感觉到的心悸，浑身的血沸腾了起来，好似要蒸发一般。不愧是神皇的转世，无论是境界还是神通都丝毫不弱于自己，达到了绝对的巅峰。面对这一击，苏九哥也不敢大意，右手凭空一握，黑皇霸道至极的地兵黑黄渊戟握于手中。苏九哥紧盯着那道恐怖的无上神通，瞳孔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光。因果深谋，他看透了焚天怒的薄弱之处，手持着黑黄渊戟，一头如瀑的长发肆意飞扬，以万钧之力挥动，朝着焚天怒直面而去。烈火焚烧在这万渊墨鳞甲之上，苏九哥大喝一声，眸光璀璨，黑黄渊戟剧烈的颤动，同样展出一击破天之威，狂暴惊骇的神力席卷八荒，迸发出漆黑无比的光芒。乱戟八荒，嗡！天空照耀起两道灼眼的光芒，一黑一红的碰撞，神力激荡碰撞，磅礴浩大，宏伟无比。轰隆隆，惊天动地的震响传来，炸出了无数绚烂的烟火，哪怕是在数千里之外的各方神族都感受到了这绝对的力量。古元神族之中，古元海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虽早有预感，无论是面对苏九哥亦或是圣阳霄两人其中的任何一人，自己都不是对手。当感受到这股力量后，他现在都有些质疑，自己若是到了入圣境巅峰，真的有一战之力吗？答案显而易见，他虽是古元神族天骄，但绝非最顶尖的那一批，在他头上，光是天子天女两人便将自己压得抬不起头来。古元海眼神敬畏，沉默许久后喃喃道：“看来这次的神迹真是不枉此行，恐怕天子天女知道了，都会后悔没有一同前来。这诸天弟子和圣阳天子，未免有些太过可怕了。”不仅仅是他一人这么觉得，同样的一些实力偏弱的神族长老们更是一脸苦涩。这股力量连他们都没什么把握抵挡，这便是真正妖孽所带来的压迫感。圣阳长老眉头紧锁，看着天边那不断爆起的神光，弥漫起毁灭的气息，眼中闪过一丝担忧，朝着末期神族的长老们冷声道：“你万期神族真是走了大运，能够留下如此大佛。
莫奇欧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位徐弟子如此强大，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到最后竟与东境天子打得不相上下，有来有回。而此时的另一边，苏九哥将手中黑黄一甩，除去附着于黑黄渊脊之上的金色火焰，模样轻松，有紫色的魔龙虚影环绕，看上去身姿神武不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耗。眼眸有些戏谑地说道：“怎么，这就急了？圣阳天子，你不是说你我的差距犹如天鹤吗？”圣阳萧闻言，心情愈发的低沉，数招都无法解决掉眼前之人，这不禁让生性高傲的他烦闷无比。看着眼前这有着地具庇护、近乎毫发无损的苏九哥，圣阳萧双手交织，从眉心的火焰印记之中，竟然迸射出了一道玄奥无比的印诀。以2人为范围的数百里内，场内的温度一瞬间急剧上升，一道如灭世大磨盘的火焰虚影浮现于上下，缓缓闭合，像是在熔炉之中。圣阳萧冰冷无比的怒喝道：“够了，你也该死了！”2人现在所处于的位置，漫天的火焰逐渐演化成了巨大的神炉，恐怖的热量正在不断焚烧着苏九哥体内的真气与气血。圣阳萧迈步，眼眸熠熠生辉，充满着无情与淡漠之色，就好似一尊神明一般要降下诸世的天火。你是逃不掉的。他右手抬起，猛地向下一落，哔轰，一束束赤焰从空中的大磨盘周围落下，似牵扯到了最下方的火焰，两者拉扯闭合，在这之中，圣阳萧丝毫不受到影响，脸色倨傲地直视着对面的苏九哥，冷声道：“结束了。”天地熔炉，这门无上神通，乃是曾经作为耀日神皇的绝学，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座恢宏苍凉、形同熔炉的火焰虚影，将2人给笼罩于其中。圣阳神族长老见状咧嘴一笑，眼神中透露出兴奋无比的目光。来了，这便是当初以神王境修为便能够击败入圣境巅峰长老的神通之术。看来那所谓的诸天弟子，只怕是凶多吉少了。圣阳神族长老喃喃。东林长风面色一变，立刻开口道：“诸位，那位徐弟子好歹是从诸天地族而来的客人，万万不能让他有所损伤，否则诸天中的那些地族，只怕是会仇视我等神族之人啊。”天元神族长老瞥了他一眼，不屑道：“哼，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诸天地族早就已经没落，我等至尊都没有出手干涉，同境界出手不幸陨落，只能怪他技不如人。”东林长风一时语塞，他的确是很想去帮助苏九哥，可是在场这么多神族长老们在此，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随着这能够焚灭一切的天地熔炉落下，场中央的温度已经达到了一种弥足的恐怖的地步，空间都被燃烧了起来，属于苏九哥的那个方向更是被金色的赤焰给包裹了起来。圣阳萧脸色傲然，仰天大笑一声，畅快无比的说道：“地具又如何，在无的赤焰之下，烧尽的可不仅仅是你的肉身。”看着那其中黑漆漆的人影，圣阳萧高举手中阔刀，肆意一斩，磅礴的神力如同汪洋一般卷去。死！轰！这道斩击直接穿过火焰之中的身影。就在圣阳萧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之时，从那火焰之中传来了苏九哥的声音：“圣阳神族的觉醒神力，难道就仅仅于此吗？”当听到这个声音时，圣阳萧瞳孔猛地一缩，脸上赫然浮现出了不可置信之色。这怎么可能？没死！咚！一道赤金色的光芒直接震散了身上所缠绕的无数火焰，从中映照出了一位英姿伟岸，如同骄阳一般霸气侧漏、龙章凤姿的俊逸青年。一头璀璨至极、流光四溢的金发披肩，身着漆黑如墨的战甲，手持一柄大戟，紫金魔龙魂伴随于左右，正神色轻蔑傲然地踏立于火焰之上。圣阳萧的赤焰焚烧去了那掩藏的黑发，此刻的苏九哥气质超绝，毫发无伤。这一刻，圣阳萧眼中的惊骇更为的浓烈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明明同为入圣境巅峰，可为何自己的大神通天地熔炉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你怎么做到的？圣阳萧大喝。苏九哥耸耸肩，眸光如炬，笑盈盈扫视了一眼笼罩在这里的火焰，开口说道：“应该是你太弱了。”圣阳萧呼吸一滞，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叮！天命主角圣阳萧大受打击，气运值损失5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0。苏九哥眉头一挑，这么多的反派值，花不完，根本花不完。苏九哥忽然眉头一皱，看向了手握着黑黄渊戟的右手，手心中有着被火焰灼裂、焚烧过的痕迹。不得不说，这龙傲天流的天命主角实力的确是不容小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位同境界的大帝。天地熔炉的强大，换作是任何一个人前来，恐怕都会在此之中化为灰烬，被烧毁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不过苏九哥也没太在意我，而是随手掏出一枚青地丹吞服了起来，身上被天地熔炉所焚烧的伤势一下便恢复如初。地品的丹药就是这么霸道的不讲道理。圣阳萧双目赤红，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道神通可是他当初作为耀日神皇所掌握的绝学。苏九哥完好无损的出现，极大程度上的打击到了他的内心。圣阳萧眼神迸发着金芒，十分骇人。我就不信你真的能够在无赤焰神力之下毫发无伤。他一声暴喝，疯狂地催动着功法，浑身又一次燃烧起了可怕的烈焰，玄奥无比的符文涌起于四面八方，双手不断滑动，催展出一道又一道强大璀璨的神通之术。焚天炼、赤焰火域、赤炎斩，整个火域中宛若末世降临，一颗颗剧烈燃烧着的火球从苍穹之上陨落砸来。圣阳萧手持阔刀不断挥动，每一次都会掀起一片片巨大的火焰浪潮，十分汹涌。斗法，那就来！苏九哥直接切换先天混沌体，一条条上位大道浮现，先天之气不断喷涌而出，混沌光乍现，左手与右手不断拍出无始地境内强大无比的无上神通。一座巨大的山岳轰出，紧接着大应混沌神光、神魔大道、吞噬大道、冰灵大道。神光一踩，各种神霞与那弥天的火焰碰撞，轰
轰！不断响起震耳欲聋的巨响。盛阳霄可谓是越打越心悸，对方的实力丝毫不在自己之下，他体内的力量就像是源源不断一般。数次使用大神通觉醒神力，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见底。盛阳霄心底一狠，直接断去了斗法。他瞬间冲出，眉心的火焰印记不断跳动，像是要活了过来一般。一道绚烂至极的金色火焰从中跃出，本命之火赤天焚焰。那簇由火焰印记而出的赤天焚焰苍茫一片，化作数以千计的火莲盘旋而来，其中所蕴藏着恐怖的温度与热量，毁灭一切。素之主，今日无盛阳霄不杀你，有负耀日之名。盛阳霄不顾一切，手提阔刀，驾驭着赤天焚焰，朝着苏九哥而来。苏九哥这次没有说话，感受着对方的决心，地眸逐渐收敛，也认真了起来。霸道至极的黑黄渊戟横向一劈，直接划破了大片大片的火焰，一朵朵火莲炸开，其中那狂暴无比的能量似乎都无法阻止这大戟。盛阳霄双手高抬，怒目圆睁，神目迸射出两道刺人的光芒，紧握于阔刀，朝着下方狠狠的一劈，似有战天灭地、开山扩海之能。苏九哥以黑黄渊戟一抵，两人同时间爆发出磅礴而伟岸的胜利，兵戈之间凶猛的碰撞交击，大戟与阔刀剧烈的颤动。轰隆隆，溅荡而出的可怕力量波及方圆数千里的范围，一时间周围的生机尽数湮灭，草木树枝化为灰烬，荡射而出。百里外神坛之上的8尊神皇雕像都遭受到了影响，摇摇欲坠。神坛不像神斗之地，绝不容许有任何的闪失。东陵神族族长以及一众长老们不得不铸造起神通庇护着神坛不受摧毁。这股恐怖的气息让千里之外的各方神族面色震撼，死死地盯着两人所交战的方向。好可怕的力量！那诸天弟子竟如此强悍，不少神族长老内心卷起了惊涛骇浪。不是说诸天地族没落，再无妖孽了吗？可那位徐弟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同样的，圣阳神族的长老也没有了之前那般轻描淡写的姿态，内心忐忑，突然间有种不好的预感。不行，我得去看看。他转身吩咐一声族内之人，随后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于此。见状，玉阁神族长老桀桀怪笑道：这老东西还说不担心，我看他现在可是急得不行吧？古元自怜蹙了蹙秀眉，不悦地说道：这不公平，既然已经算是神斗，这么做有违原则。说罢，他也一同前去。在场的各方长老们面面相觑，天元神族长老咧嘴一笑，开口道：我们也去看看这场比试究竟是谁赢了。无论谁胜胜负，都是他所乐意见到的。十方俱灭！轰！在这最后一刻，不灭神魔体神威尽现，滔天的神魔之气震荡，这无尽的火焰都被一道漆黑无比的光芒给破开。苏九哥手中黑黄渊戟重重一挥，恐怖的气血之力犹如洪水猛兽，直接将盛阳霄手中阔刀给震得脱手，连带着满脸透露着不可置信的盛阳霄也倒飞了出去。胸前赫然是一道深刻见骨、血淋淋的伤痕，这一击差点直接展开了他的肉身，将其一分为二。好强！噗呵！盛阳霄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披头散发的横飞。苏九哥所斩碎的不仅仅是他的肉体，还有一直以来高傲无比不可一世的自尊。正面的击败，叮！天命主角盛阳霄身负重伤，手长败绩，道行蒙尘，怀疑人生，气运值损失1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天子！这时一道怒喝声响起，从远处疾驰而来一道气息强大无比的光芒，盛阳长老一瞬间出现在此地，接住了盛阳霄。看着盛阳霄胸口那血淋淋刺目惊醒的伤痕，甚至能够在其中看见皑皑白骨，盛阳长老愤怒至极，目眦欲裂。他刚忙从储物戒中掏出一枚流光四溢的金丹，一眼看去便珍贵无比，将金丹于盛阳霄给服下，再以至尊之力去除其身上残留的神魔之气，盛阳霄的气息顿时间有所好转。苏九哥就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也没有阻止。黑黄渊戟与万元墨鳞甲消失，他那一头金发也一瞬间变回了黑色，右手有些无力的下垂，不断地滴落着金色的血液。盛阳霄那一击震得自己五脏六腑都有些动荡。苏九哥又一次服下了青帝丹，这才有所好转，喃喃道：看来以后真是不能够小瞧这些天命主角啊，光是一个盛阳霄便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若是盛阳长老听到此言，必然会暴怒不已。你仅仅是一个小伤，而自己家的天子倒好，都快被你给打死了。此时各方神族长老们也陆续降临于此地，当看见天空中风姿卓绝、睥睨众生的苏九哥与盛阳长老怀中凄惨不已的盛阳霄时，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格外的精彩，嘴巴长大的足以装得下一个鸡蛋。操！我他妈的没在做梦吧？盛阳神族的天子败了！有长老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那可是东晋神族的天子，实力之强足以碾压东晋以外的各方神族天骄啊！饶是在场的东晋神族之人，也都是呼吸急促，满目震撼。玉阁神族长老们一个个都变得呆若木鸡。诸天弟子这么强的吗？天元神族之人心情倒是好受了不少，毕竟连圣阳神族的天子都败了，那么他们之前那屈辱的一战也不算什么了。一旁的东陵、古元、莫奇神族此刻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莫奇欧面色兴奋至极，明眼人都知道，此次神斗最强的两人便是这苏九哥与那圣阳天子，而苏九哥又代表着万奇神族参战。这也就是说，此次神斗大比，莫奇神族是第一。这，莫奇欧老泪纵横，嘴唇不断颤抖。我莫奇神族要崛起来啊！第一，这可是他莫奇神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其中所代表着的是属于海量的资源，包括东晋神族内的资源，都将被莫奇神族拥有10年的所有权。而这一切都是一个误打误撞而来的外援，苏九哥所带来的。好啊！莫奇欧看了一眼天空中风华绝代的苏九哥，只觉得怎么看都越来越顺眼，心中激动的同时，也无比的遗憾，此人为何不是他万奇神族之人。
若是莫奇空死而复生，能够代替莫奇神族夺取神斗第一，哪怕他血脉不纯，也绝对没有任何一人敢不尊质疑。而此刻气息有些虚弱的圣阳霄缓缓地睁开了双眸，眼神中满是怀疑与难以接受。不可能，我可是岁月轮毂之主，是曜日神皇啊！我怎么会说？这巨大的屈辱直接淹没了他的心智。圣阳霄眼神突然间变得格外的怨毒与仇恨，死死地盯着半空中那胜利者姿态的苏九哥，口中又一次吐出鲜血，声音沙哑无比，满是杀机地说道：“嗨，给我杀了他！”此言一出，圣阳神族的长老一愣，各方神族之人更是面色大惊。什么？圣阳天子，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古元资连娇斥道。苏九哥地眸也微眯了起来，有些戏谑地笑道：“怎么，自己对付不了我，打算身后之人出手了？圣阳天子，我看也不过如此啊。”圣阳霄没有理会一众人震惊的表情，面目愤怒至极的转头看向圣阳长老，无容置疑道：“没听见吗？给我将此人给杀了！曜日神皇的尊严不允许他就这么落败，所以苏九哥一定要死。”而圣阳长老也看出了自家天子此刻有些心境不稳，自圣阳霄出世以来，还从未尝过一次败绩，站得越高，摔得便越惨。这一场战斗让生性高傲的圣阳霄无法接受，若是不除去苏九哥，只怕心境上会有所受损。作为曜日神皇的转世，苏九哥在曾经的自己眼中就犹如蝼蚁一般可轻易捏死，而自己一向认为的蝼蚁竟然挑翻了自己，也无怪乎圣阳霄会如此疯狂不择手段。圣阳长老在犹豫片刻后，看向苏九哥的目光一下变得不了起来，场内至尊境可怕的气息弥漫而起，周围的神族长老们纷纷色变。你要做什么？古元资连第一时间上前，东陵神族大长老东陵长风也一同来到苏九哥身边，莫奇神族莫奇欧更是不会让苏九哥有任何的损伤。东陵长风，圣阳长老，您可要考虑清楚，这里是神迹，你族天子与这位徐弟子可是公平一战，大家有目共睹的。圣阳长老不屑至极的冷哼道：“哼，你又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老夫这么说话？东陵神族，连东境神族都不是，毫无资格。”你，东陵长风脸色煞变，难看无比。这里好歹也是他东陵神族的主场，而他又作为东陵神族的大长老，身份地位不低，可没想到这东境神族之人竟然这般不给面子。古元资连，那我呢？圣阳长老，你可莫要因为一己之欲而打破神迹的规则。再者说，这徐弟子是堂堂正正的击败你族天子，若是徐弟子在我太古仙域内出了事，你认为他身后的地族以及诸天之人会怎么看待我太古仙域？他目光看得更为长远，如今的诸天距离帝落时代已经过去了10万年之久，天地也逐渐复苏，很有可能又将回到那般昌盛繁茂的时期。眼前这个绝世妖孽徐弟子便是最好的证明。一旁的天元神族与玉歌神族长老们皆是没有说话，等待着看这一出好戏。见同为东境神族的古元资连开口，圣阳长老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地说道：“古元资连，你我同为东境神族，难道你真想要庇护一个外人吗？”古元资连紧蹙着秀眉，呵斥道：“败就是败了，你族天子虽天赋不凡，但他所做之事极为令人不齿。你圣阳神族莫不是也想落得个这么名头？他可是在帮圣阳神族，若是这件事真做了，不仅仅会惹怒诸天地族，他圣阳神族在这太古仙域内的名声也会变得狼藉无比。我们这么多人在场，你最好考虑清楚。”古元资连冷哼，莫奇欧也是义正言辞地说道：“徐弟子此次代表我莫奇神族参战，我莫奇神族虽然实力不强，但也自然要庇护其安然无恙。东陵长风，圣阳长老，我看你族天子状态好像不太好啊，若是不现在带回去，恐怕是会留下什么暗疾。你们！”见不少人出面庇护苏九哥，圣阳长老气得抖冷，手指着这几人，眼眸闪烁。最后，他怒甩衣袍，看向充满杀机的圣阳天子，直接搀扶起身，化作一道流光，率领众人不告而辞。哼，徐弟子，我圣阳神族记住你了。若是无族天子有事，我圣阳神族绝对不会放过你。圣阳长老的声音远远传来。苏九哥见他们离去，也没有阻止，毕竟在圣阳霄的身上还有许多的气运值没有被开发，莫奇空在手，自己也并不着急于一时。望着他们离开的方向，苏九哥咧嘴轻笑的喃喃道：“圣阳霄，希望你下一次见面时不要太让我失望了，不然也未免太无聊了一些。”待圣阳神族走后，东陵神族族长带领着一众长老们出现，他们使用大神通手段将神迹场地给修复。神斗之战接着进行，可任谁都知道，此次是神斗，最大的获利者便是莫奇神族。有着苏九哥这个外援在此，接下来的战斗甚至都没有参赛对面便选择认输，没必要自讨苦吃。最后的排名也出来了，不出意料，莫奇神族排名第一，古元神族第二，天元神族第三。因为圣阳神族中途退赛的原因，身为东境神族的他们，此次竟然排在了最后一名。饶是东陵长风也不由得有些激动地宣布了手中的名单，因为他东境神族也因此而获利，进入了前5。神斗前5竟然有2个东境神族之外的名额，这要放在往年，那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宣布，此次神斗圆满结束。莫奇、古元、天元、玉歌、东陵神族参赛人员随我前往祭坛，上领神赐。东陵长风大喝一声，下方立刻便沸腾了起来。结束了，莫奇神族位居第一啊！谁人能够想象得到，神斗第一的资源，这岂不是说就连东境那边的采石渊都将划入莫奇神族的资源范围？这下可真是好，这10年之内，只怕莫奇神族实力会大涨了。有人欢喜有人忧，各方神族之人皆是带领着族中小辈们前来拜访莫奇神族。莫奇神族这边一下子便热闹了起来的，身为带领人的莫奇欧更是红光满面，应接不暇，激动的手都有些颤抖。而作为此次神迹击败了东境天子绝对主角的苏九哥，更是万众瞩目，不少年轻一辈对这位来自诸天的地族敬畏不已，攀附结交。东陵青青，哇，你这家伙想不到竟然这么强！
难道诸天的那些天骄们都像你这么厉害吗？古元海拱手笑道：“徐弟子大展神威，让我等看到了诸天的风采。诸天万界果然如书中所说，不同凡响。有空我等一定要去拜访一番。古元熙，我族天子天女要是知道了，恐怕也想和你认识认识。要不要随我等一同去东境玩玩？”另一边，作为受到苏九哥负责的莫奇哲激动的都有些喘不上气了。幸福简直来得太过突然，神斗之前，谁能够想象到身为神王境5重修为的自己，竟然能够进入神次啊？做梦都不敢这么离谱，可偏偏就实现了。莫奇哲一想到之前自己还不长眼睛的得罪苏九哥，便恨不得抽上自己一巴掌。此次接受完神赐之后，回到族中自己的天子之位必将无人撼动。这徐弟子分明就是自己的福星，一定要与之交好。面对各方神族的示好，苏九哥一直都表现得不卑不亢、游刃有余的模样。这时，东林长风大笑着前来了：“哈哈，徐弟子，恭喜你荣获第一，这还是我神族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外援能够到达这个名次的。”苏九哥淡笑：“侥幸。”东林长风摆摆手：“徐弟子，您谦虚了。此次神迹最后一项便是神赐，外族之人进入无族神赐，这也是头一遭，所以我等也不确定徐弟子您是否能够得到先祖的赐福。但是想莫奇神族那边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这神赐去体验一下也好。”再来时，他便与一众东林神族的长老以及族长商议过，大家普遍的认为苏九哥是绝对不可能受到神族的先祖庇护的，他终究不是神族之人，体内流淌的也不是神族之血，所以这神赐也就是过去走个过场。早在南宫琴身上，苏九哥便了解到了神赐是什么。所谓神赐是排名靠前之人方才有机会体验的先祖赐福，不仅能够加强自身的血脉，提升修为，更有甚至曾经在神赐之中得到了一些传承。苏九哥对于这神赐一事也并不太在意，而是说道：“去看看也好。”东林长风点点头，随后看向一众年轻一辈，开口道：“既然如此，那诸位就随我来吧。”莫奇、天元、古元、玉哥、东林神族参赛之人皆是跟随着东林长风的脚步，踏上了通往神坛的台阶。这座台阶足足有着数千层，他们的身形没入了白云，朝着矗立在天际的那8座神皇雕像而去，越行越远。下方的各方神族长老们议论纷纷道：“莫奇神族当真是走了个大运啊！”“是啊，想不到这诸天弟子实力竟然这么的强，搞得老夫也想没事去诸天看看了。这次神斗是例外，只怕是从此以后东境神族那边会下达新的规定，神斗之中不允许有外族参加。哎，不管怎么说，这好处可是实打实的被莫奇神族占据了。”一众人群之中，唯有南宫神族的长老紧盯着苏九哥的背影，眼眸闪烁了一会后，朝着身旁一女子喃喃道：“这位便是让晴儿是死要追随的那位弟子。”身旁的乃是南宫神族这一代天女南宫羽，她微微颔首，轻声道：“能够击败圣阳天子，看来其实力的确是不错。可族长已经将小妹禁闭，等待她娘家将她接回去，这样一来可不好办啊。”南宫长老摇摇头，叹了口气道：“当初就不该让晴儿那丫头前往诸天，连风老与婆那等人物都陨落了。这件事自然也是瞒不过古元神族的耳朵，他母亲这么做也无可厚非。看现在这样子，古元资连对这徐弟子的印象还不错，可这里是太古仙域，一个诸天的弟子，终究是改变不了局面。南宫羽要将事情告诉那位徐弟子吗？”南宫长老：“不用了，太古仙域与诸天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古元神族也未必不是秦丫头的好去处。”见连长老都这么说了，南宫羽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神坛之上，一众神族小辈们站立在那8尊庄重恢宏的神像前。东林长风大声道：“这8尊神像，每一尊都是我等神族之人的先祖，在这神像之中蕴藏着先祖所留存下来的神力，这股力量能够洗涤你们的血脉，增强修为。若是有福泽之人，更是能够得到先祖庇护，隔代传承。多的我也就不多说了，想必你们族中长辈们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自己选择一尊神像，以血脉之力沟通便可。落日之前，神赐结束。”在说完这些后，东林长风离开了此地，与族长在这神坛之上开始了祷告。天空中，一束束银色的星光洒落于这一座座神像之上，眼前这些磅礴大气的神皇雕像身上散发出微弱的白色波光。场内的一位位神族弟子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其中一座神皇雕像面前。莫奇哲释放出自己的天诛神力，他所选择的雕像是一位身姿壮硕、神武不凡的神皇，而东林青青选择的是一位资历典雅、宛若女神一般绝美的女子神像。根据血脉感召的不同，所选择的神像也不同。他们闭上了眼眸，盘膝而坐，似进入了一种奇妙无比的状态。身前的神像投射出了一道光芒，在这光芒的照耀下，似乎在洗涤着他们的肉身，浑身冒出了星光。反倒是苏九哥在此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好奇无比地打量着这些神像，眼眸之中浮现出了一层薄薄的金色光芒。因果神眸透过这些神像庞大的躯体之中，在其中央竟意外发现了每一尊神像体内都有着一枚颜色不同，但却在炙热跳动着的光团，赤橙黄绿，看上去充满着神韵灵气，十分不凡，但大多数的光芒都十分的微弱。这似乎便是所谓的先祖赐福之力的源泉。苏九哥怔了怔，随后有些疑惑的喃喃道：“系统，这些是什么？”丁，在消耗了500反派值后，系统的声音很快响起。苏九哥闻言后，眼眸微微一亮，这就是神元。神元有些类似于诸天之中那些大能们所残留下来的一缕神魂，像是一些无门无派的散修，他们每当自感寿元无多又没有寻找到好的传人之时，便会设立传承之墓，在其中留存下一丝神念。这样一来，所残存的神念便可以在后辈来人之中挑选适合的继承者，传承下自己的衣钵神通。而在系统的解释里，神元是独属于竞技神族的传承方法，是相较于神魂而言一种更为高级的传承衣钵手段，唯有同血脉之人方才能够召唤。其中所蕴藏着不仅仅有先古时期神皇所留下的能量，更是包罗万象，贮存着无数功法的存在，每一次分化都会消耗一分。
不过看这些个神元的架势，每一颗神元都微弱无比，想来也是因为这么久的原因，这才导致的神元的力量实不存一，估计用不了多久便会彻底的消散，而这所谓的先祖神像也将变得与普通的神像无异。苏九哥看向了这8尊神像之中的其中一座男神像，那尊神像的男子身材高大挺拔，身着铠甲，模样英俊，眼眸眺望着远方，透露着一丝傲然睥睨之色，在其眉心赫然有着与圣阳霄一模一样的火焰印记。曜日神皇雕像，全场也唯有这尊神像当中不存在神元，像是被人早早给取走。苏九哥眼眸闪烁，看着正在接受着传承的众多神族后辈，甚至连莫奇哲这个全场修为最低的家伙，也在一尊神像的神元洗礼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修为最低，所受到的福泽自然也是最为显著的。只见他神王境5重的修为不断暴涨，不一会儿便达到了神王境8重，一连跨越3个小境界，属实是恐怖无比。苏九哥有些异动，自顾自的喃喃道：“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将这7尊神像之中的神元都给带走？自己总不能够白来一趟吧？神元之中所蕴藏的能量，对于吞噬神体来说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其中所剩下的传承神通，也最为适合拥有藏神体，可以使用所有神族觉醒神力的藏神者教了。叮，需要消耗反派值5000，可以剥夺神像之中神元贮存于系统储物空间之中，宿主可随时调取。才5000？苏九哥顿了顿，有些意外。老实说，这点反派值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还挺便宜的。他毫不犹豫地说道：“消耗，将这些神元都给我剥夺。”叮，消耗反派值35000成功。等等，系统的声音刚一响起，苏九哥脸立刻就黑了下来。狗系统，不是5000吗？回宿主是一尊神像5000反派值，当前反派值76500。好家伙，搁着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苏九哥一脸黑线。不过好在从圣阳霄身上收了不少，再加上万四空还有好几万的反派值在身上，随时可以取用。苏九哥仅仅只是难受了一会，便缓了过来。嗡！突然间，一抹白色的光芒闪烁，照耀起了整座神坛之上。系统的办事效率还是很快，仅仅是一个眨眼，便无声无息的将7尊神像当中的神元给抽离剥夺。苏九哥咧嘴一笑，现在用吞噬神体炼化太过显眼了，带回去之后再说。同一时间，周围的莫奇哲、东林青青、古元海等人猛地张开了双眸，每一个人眼神中都浮现出了茫然疑惑之色。正在接受神赐的他们，竟然突然被什么东西给打断了，而后再也感受不到神像当中的召唤。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刚刚好端端的在接受着一门神通的传承，怎么传承到一半就没了？你们现在还能够感受到神赐吗？不行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赐过程中被切断，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在场每一个天骄都紧皱着眉头，有些不明所以。而远处的东陵神族的长老们也自然是察觉到了这般特殊的情况。东陵长风很快便出现在了此地，看着一脸费解的众人，皱了皱眉头，随后沉声询问道：“都怎么了？”莫奇哲、东陵长老，我等突然间感受不到先祖赐福了。是啊，周围之人也附和道。东陵长风闻言，心里咯噔一声。东陵神族的族长以及各方神族长老们也迅速来到了此地，大家都像是早有所料。古元自连上前，将手放在了一尊神像之上，闭目感受，而后缓缓地睁开了美眸，悠悠地叹了口气，说道：“想不到这一天来的竟然这么快。先是曜日神皇的神像，现在竟然连其他几尊神像也如此。”玉阁长老脸色有些不悦道：“7尊神像同一时间失去了力量，怎么会有这妖巧合的事情？”他们一众人早就知道先祖神像之中所残留的传承之力没有多少了，曾经的神赐所有神族都可以参加，正是因为这个愿意东晋4大神族的大能们便立下条约，唯有神斗排名靠前之人方才能够进行神赐。数十年前曜日神皇神像失去传承之力便是最好的说明，本以为剩下的7尊神像能够再坚持个100年，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没用了。哎，时也命也，这些神像从先古时期传来，保存了这么久也着实不易，看来以后神迹要失去神赐这一环节了。有长老缓缓说道：“这件事大家伙都心照不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折。要怪就只能怪这些小辈们运气不好吧。”倒是莫奇哲并不太在意，他并没有接收到传承神通，但修为却大有长进，一连突破了3个小境界，这让他兴奋的赶忙来到了莫奇欧身边。莫奇欧有些诧异：“神王境8重吗？”莫奇哲点点头，神赐果然非同凡响，我感觉不需要多久，我便能够突破神王境9重。万奇欧脸色慈爱，要知道万奇哲可是他万奇神族时隔1000年以来唯一一个再次接受神赐的族人。不错，切记不要心浮气躁，慢慢来。他提醒道。而另一边，东陵族长在与各方神族长老们商议后，大家都对此并无异议，索性也就大声说道：“既然发生了如此事件，那么神赐接着进行也无能为力了。我宣布，此次神祭结束。诸位，10年后公孙神族见。”下一次的神祭举办地便在公孙神族，只不过少了神赐这一环节，神祭的分量将大大减少，只怕是未来各方神族也都将不会派上天子天女上场。东晋神族那边就更不用说了。随着东陵神族族长的宣布，各方神族也陆续的带着族中小辈准备离开了。莫奇神族也同样是如此。莫奇哲一脸不舍地看着苏九哥，开口挽留道：“徐弟子，你真不去我北京莫奇神族主家坐坐吗？此次我莫奇神族有如此名次，那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莫奇神族的其他长老们同样劝说道：“是啊，徐弟子若是与我等一同回族，必将是我莫奇神族的座上贵宾啊！徐弟子，一起走吧。”苏九哥淡笑着摆手拒绝道：“我之所以还留在这里，无非就是为了完成与莫奇神族的约定罢了。早就该走了，此地的天骄们我也见识了，是时候回到诸天。”见苏九哥去意已决，莫奇欧抬手道：“好了，我们尊重徐弟子的想法。不过弟子大人对我族恩重如山，我莫奇神族前来也并没有带上族内宝物，这些还请笑纳。”
莫奇欧说着，便递上了一枚储物戒，其中装载的赫然有数万枚仙品灵石以及不少法器。万奇欧此时还不忘提醒道：“此次我莫奇神族所得到的资源远不止这一些，不过这些资源的产出还需要一点时间。若是日后弟子再次光临太古仙域，可来我莫奇神族，我愿意代表族长将这10年以来的资源奉上2成。2成！”此言一出，在场的莫奇神族长老们心里大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莫奇神族作为此次神斗第一，未来10年所能够掌控的资源，可包含着连带东境其余3境的采石渊。这10年算下来，所产出的灵石将是海量的。不过对此也没有人多说什么。一旁的东林长风也不由高看了万思欧一眼，欧老弟真是好大的魄力。不过此次神斗你莫奇家的确是沾了徐弟子的光，否则也走不到这个地步。莫奇欧呵呵一笑，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徐弟子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而其身份更是诸天弟子，莫奇神族与之交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短暂的一番交谈留下联系方式后，莫奇欧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带着这个消息返回。可以说未来10年莫奇神族必将光速崛起。在莫奇神族众人心满意足的走后，东林长风笑着开口道：“徐弟子何时准备动身？我东林神族族地就在不远处，不妨去坐坐，不会耽搁您太多时间的。此次神祭举办地就在东林神族的领地，他东林神族自然也想与苏九哥好好聊聊。”东林长风笑呵呵地接着道：“我族可是非常想要与诸天联系，奈何势力有限，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合作之人。若是徐弟子愿意赏脸，小小心意还请笑纳。”一边说着，东林长风一边拿出了一块晶莹如玉的金色宝骨，这枚骨头上附着密密麻麻的符文，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极为神奇的光芒。只可惜上面的光芒有些暗淡无光，不过光一看去便知晓这并非什么凡物。苏九哥微微一愣，有些好奇地看了过去，这是何物？东林长风颇为神秘的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此物啊可不一般，根据他们妖族所说，名为妖皇骨，又称至尊骨，万年难得一遇，炼化此骨可夺人机缘造化，有通天之能。只可惜我曾经试过将其给炼化，好像我等竞技神族之人与此骨有所排斥，并不兼容，所以一直搁置于此。”至尊骨？苏九哥脸色一正，还真是虽迟但到。至尊骨可以晚来，但是绝不会缺席。看着眼前这有些暗淡无光的至尊骨，怕是有些年限了。苏九哥诧异无比地看了东林长风一眼，眼神中透露着一股同情与怜悯。太古仙域内人妖两族示弱，8成是这家伙从哪个妖族身上给剥夺下来的。这剧情不是妥妥的天命主角是什么？苏九哥几乎已经可以料到东林神族的下场了。这你从哪来的？苏九哥问道。东林长风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打着哈哈含糊道：“这个啊，这个是我3000年前偶然间路过一妖族领地，发现其中天降异象所得。哎，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都快记不清了。”他怕说的太直白，影响了苏九哥的好感。而且3000年的时间，那人被自己挖骨后元气大伤，虽是妖族，但想来也早就已经死了。苏九哥翻翻白眼，得，天命主角没跑了。等等，像是想到了什么，苏九哥注意到了其中的关键。你是说3000年？苏九哥紧皱着眉头，然后上下打量了东林长风一眼，有些不太相信。这家伙夺了主角的至尊骨，竟然过了3000年都没事的吗？苏九哥眼眸闪烁，暗暗想到，3000年的时间，只要不是像徐年那种天赋极差的天命主角，怎么说也应该是具后期神功大成的存在，怎么可能放着挖骨之仇不报？紧盯着这块所谓的至尊骨，苏九哥一时间有些犹豫了。3000年的天命主角曾经还拥有至尊骨，不出意外早就长出第2块骨修为，至少也得是准地级别了吧？这块骨头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不过一想到自己身后还站着大地境的老爹，实在不行就让老爹出手，大地之下无敌，大地之上。苏九哥短暂的思索了片刻后，还是选择将其收下。送上门的至尊骨，不要白不要啊！压力很快就来到了苏黄吉这边。苏家祖地内，正在凭借着造化神液感悟着大地之上，被金色神芒所笼罩在其中的苏黄吉忽然间睁开了双眸，有些疑惑道：“这臭小子，刚刚是不是在喊本地？”诸天万界，一处灼热至极、遍布燃烧着太阳真火的岩心，这里也是诸天之中为数不多不曾有生灵敢踏足而入的生命禁区。此地的太阳真炎，号称能够焚烧尽世间万物，乃是天地间至纯至强之焰。几乎整个诸天都知晓，在这太阳星的内核深处，存在着排名第7的天地异火神日地焰。可就在今日，整个太阳星表面的滚动的熔岩熊熊地翻滚了起来，溅射起无数的火星与热浪，十足恐怖的气息弥漫。在那太阳星的内核中央，一头沉睡在神日地焰之前的巨大妖兽，正不断地吸取着神日地焰之中的强大力量。妖兽四蛟四龙，一身如同宝玉一般精致光洁的鳞片，散发着七彩的神芒，生有4只苍劲有力的龙爪，巨大的爪中4道神光闪烁，体态巍峨，如同蔓延的山岳，气息厚重磅礴。而令人震撼的是，随着神日地焰正在不断地融入他身躯，那头龙妖竟不断地发生蜕变，在其腹前的4爪之中，竟又生出一爪，其身上的仅存的一丝妖力也被洗退，一股圣洁纯粹的气息油然而生。龙妖猛然间睁开硕大的双眸，4道映出神日地焰的虚影，刹那间，身躯迸发出璀璨至极的神芒，整个太阳星发出了剧烈的震动，无数岩浆逆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汇聚于此。神日地焰直接抽空了整颗太阳星的力量，轰！强大至极的力量冲天起，令无数恐怖的存在注目了过来。这是龙？不可能！诸天之中的神兽早就尽数消失，怎么可能会有真龙出现？竟然是逆天改命的真龙！妖族也要崛起了。先有苏家大帝出世，现在又是一头准地级别的逆命真龙，百足林立，大势，这真的是大势降临！龙妖口鼻中喷出2股热浪，伴随着这股冲天的光芒一跃而起，其腹部的5爪汇聚着5种天地间的5行神物：无垠神水、
天青之灵、庚金石、厚德壤以及这最后的神日地焰。此刻，他宛若天地间的真龙，准地级的威压已经无限的逼近于大地。他遨游于虚空之中，发出震耳欲聋的龙吟，嗷，随后消失不见，只留虚空中那颗空荡荡的死星寂寥无比的存在。没有人知道，这头逆天改命的真龙，曾经只是太古仙域之中一条天生异种的蛇妖，而今他集其五行神力，退身为龙，实力堪称当世无敌，为的便是重新回到那太古仙域当中，夺回属于自己的妖皇骨。看着眼前的这块至尊骨，反正就算是天塌下来了，还有个高个子的往上顶着。作为诸天如今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弟子，自己老爹苏黄吉可不是摆在那里看的。苏九哥淡淡道：“有心了，既然如此，那便去一趟吧。”他看了一眼楚宣柔，楚宣柔会意，上前替其将那块至尊骨给收好。东林长风见状脸色大喜，这枚骨头虽然说可能珍贵不已，但他早就给自己以及东林预示过了，神族之人异常的排斥，强行融合，只怕是会爆体而亡。对他们而言，属实是无用，倒不如以此来博得苏九哥的一个好感。东林长风拱手道：“徐弟子，请。”瑰丽宏伟的东林神族族地内，庄重古老的建筑矗立在此。东林族长与一众长老们一脸笑意的簇拥在一起，迎接着苏九哥的到来。东林族长拱手道：“徐弟子今日神迹大展神威，风采着实令人仰慕。在下东林峰见过徐弟子。”这般热情倒是让苏九哥感到有些意外。东林神族好歹也算是神族之中不弱的存在，可眼前这位东林族长在一见到自己以后便嘘寒问暖，这倒是有些反常。似看出了苏九哥的疑惑，一旁的东林长风笑呵呵地说道：“徐弟子有所不知，我东林神族对于诸天可谓是仰慕已久，一直未曾有机会与诸天之人有所交集，所以诸位长老以及族长大人这才热情了一些，还请不要见怪。”哦，苏九哥挑眉摆手说道：“倒也无妨，只是不知究竟是所谓何事，一定要本弟子亲自前来。”东林峰拱手笑着说道：“徐弟子不急不急，还请随我来。”在他的带领下，众人很快便来到了殿内。请坐。东林峰和颜悦色地说道，一边说着，一边还朝着身旁的一位长老使了个眼色。那长老立刻会意，退却下去。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做什么。苏九哥打量着四周，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神族的族地之内。之前莫奇神族所在的地方，终究也只是天域城的一处府邸而已。此地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看上去无一不彰显出了东林神族强大的一面。支撑起这座宫殿的大柱上，雕刻龙凤花纹，周围摆放着不少珍奇昂贵的异物。苏九哥坐于临近于东林峰身旁最首座的位置，而跟随着他的楚宣柔也因为看在苏九哥的面子上，赐予了一个座位。楚宣柔神情有些局促，毕竟在场的皆是东林神族中位高权重的大能，其中实力最低的也是圣境巅峰，随便一位散发出的气势都是极为有压迫力的。反倒是一旁的苏九哥见惯了这种场面，摆了摆他的肩膀，投去了一个放心的眼神。待众人都已落座，东林峰大笑一声，并没有直入主题，而是一番寒暄的说道：“此次神迹可真是历届以来令人从未想到过的呀！莫奇神族那些家伙倒是走了大运，有幸得弟子相助，夺得了第一。恐怕今日回去以后，他们做梦都得笑醒吧。”周围的长老们也是笑着附和道：“可不是，连那东晋神族的天子都败了，诸天的妖孽真是可怕。只可惜我东林神族没这么好运气。徐弟子年少有为，若非身旁有着这么一个容颜绝色的女子，老夫还真想让自己的孙女过来。”有长老半开玩笑道。苏九哥脸色平静，面对在场如此多位高权重之人的吹捧，显得不卑不亢，尽显大家风范，淡笑着拱手：“诸位长老可就别折杀我了，在下恐不会在太古仙域之中待多久，这几日便要回到诸天。”东林峰眼神微惊，讶然道：“啊，徐弟子为何不多待一会？想我东林神族也有不少风景亮丽之地可以参观。”苏九哥摇摇头，来到太古仙域也有些时日，已经足够。东林峰闻言这才点点头，随后悠悠说道：“既然如此，我等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想必弟子您自有决断。有件事我想要拜托一下您，不知可否？”苏九哥看了他一眼，知晓现在开始才算是进入重头戏，饶有兴趣的说道：“何事？”东林峰一脸诚恳道：“是这样的，我神族之人在这太古仙域内不知生活了多少万年，而此地终究只是一处道域，比不得诸天那般繁茂璀璨。如今仙域内资源早就无多，否则今日莫奇神族夺得第一，其余东晋神族必不可能坐视不理。现在的各方神族啊，都想要重新回到诸天，那毕竟是我等神族之人最初生活的地方。”当听此言，苏九哥心里不由暗暗冷笑了起来。帝洛时期，你们神族逃离于太古仙域之中，苟且偷生，现在诸天灵气上有恢复迹象，又打量起了诸天万界了。东林峰口中的仰望，无非就是太古仙域内资源逐渐贫瘠，无法满足他们神族之需而已。虽然东林神族态度不错，东林长风更是给了自己不少宝物，但很可惜的是，自己并非这个时代的弟子，而是亲身感受过阴暗面入侵帝洛时代的弟子。苏九哥可不是无法明辨是非之人，他故作疑惑，开口询问道：“那不知族长的想法是？”东林峰，我东林神族存在许久，底蕴还是有一些的。举族迁徙诸天万界，这终究不是一件小事情，甚至连东晋神族都没有这么做过。这以后再论，当务之急是我等想以族中宝库中的一些宝物，与弟子你所在的地族换取一些仙品灵石，弟子您看可否？仙品灵石？苏九哥挑眉。老实说，从之前他便看出了太古仙域内仙品灵石极其稀少，这点从采石渊以及莫奇欧所交给自己的储物戒中便可以看出。一个圣境巅峰的长老所拿出的灵石仅仅只有数万枚，这是什么概念？苏九哥储物戒极多，随便一个储物戒之中所装载的仙品灵石都数十万之多，粗略算下来100万有余。更不用说整个地族苏家每年的灵石供给几乎都是以亿来计数，在得到一整座仙古遗迹后，更是增长了数十倍。
苏九哥沉吟了一会后说道：“用仙品灵石换取宝物吗？这倒也并非不行，只是在诸天之中尚且有不少拍卖行存在，为何不去找他们？”东林峰闻言苦笑，说道：“我们以前也这么想过。太古仙域与诸天仙不说路途遥远，但我等所提供的宝物，在诸天商行之中被压的价格实在是太过庞大，所以我等也想效仿东晋四大神族，与诸天之中的超级势力有所来联系，形成供应。仙品灵石的作用极多，无论是用作修炼，还是为传送阵以及灵州供给，都供不应求。族中所搜刮来的那些宝物，放在宝库中年过已久，倒不如用来换取灵石，以解燃眉之急。但因为竞技神族名声，再加上大多数人都极为自傲，瞧不起诸天的原因，每次派出去的人都屡屡碰壁。像东陵神族与万四神族这般没有那么轻视诸天的，终究还是在少数。”东林峰叹了口气，接着道：“我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瞒弟子您，我东陵神族现在所贮存的仙品灵石几座采石渊加起来，总量还不足1000万，族中小辈用作修炼的灵石都快供应不上了。而圣境、至尊境的长老们对灵石的需求更是海量。”苏九哥瞥了一眼他，看他的样子并不像是在说谎。如今的竞技神族早就已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了。苏九哥淡淡道：“这件事也并非是不能够考虑，只是以宝物换取灵石，终究还得让吴族族长做下决定。而且我族之中仙品灵石的存量也不多，所以在价格方面吗？”东林峰眼眸一亮，还未等苏九哥说完，便立刻开口道：“这一切都好说，价格我等自然是采纳贵族的意见。我太古仙域之中独有的妖兽、太乙晶石、浮尘铁矿等等，只要贵族需要，我族都可以提供。”苏九哥微微颔首，这么交换，绝对少不了狠狠地宰他们一笔。苏九哥随手一甩，一枚玉令赫然出现于东林峰身前。此令可联系吴族族长。既然族长这么有诚意，那本弟子也不掩藏了。徐年只不过是吴的化名，而本弟子的真实身份乃是来自诸天地族苏家。语落间，一头黑发褪去，显露出苏九哥本来那耀眼璀璨、金色的长发，气质看上去更为尊贵了，犹如皓日点亮了这座大殿。地族苏家，这在场的东陵神族长老们闻言无不面色煞变。哪怕是对诸天了解不多，前段时日诸天有活着大帝出世的消息，也传到了太古仙域，而那位活着的大帝正是来自地族苏家。可是那位以地道铺路的苏家大帝，这一刻，一众长老们纷纷坐不住了，赫然起身，看着眼前面色平静、一头金发的苏九哥，他们眉宇中尽是震撼之色。哪怕是作为族长的东林峰，也不由得呼吸一滞。这，吾等东陵神族拜见苏弟子。东林峰眼神中充满着敬畏的拱手道：“开什么玩笑？神族虽然高傲，别的神族他不知，但他东陵神族可没有一尊大帝。”身旁的长老们也是立刻间变得尊敬谦卑。这个消息无疑太过震撼，如同一棒深水炸弹，心中激起万千浪涛。苏九哥眼眸悠悠，事到如今，自己也没有必要隐藏身份了。之所以隐藏身份，无疑是担心会总有令人厌烦的苍蝇叨扰自己。现在看来，地族苏家的地位在这群人心中着实不低。CC， 苏九哥一笑：“诸位长老不必如此，毕竟日后东陵神族可是要与我苏家合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盟约，还是可以狠狠宰割的那种。”当然，这句话苏九哥并没有直说，众人花费了好一番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东林峰更是一脸激动，本来他只抱着一个没落地族交易以维持族内运转的想法交涉，却不想对方竟又一次给了自己一个天大的惊喜。一个真正地族在诸天万界之中的含金量，那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仙品灵石对他们而言更是不可能缺少。换句话来说，就算是交换有些亏损，但能够得到与对方的友谊，这不比与诸天之中那些饕餮式的商行好多了。苏九哥用玉牌联系后，就说是本弟子让你们来的，日后派人前往诸天万界进行交换就好了。东林峰红光满面道：“多谢苏弟子。”因为交易谈拢，解决了东林峰心中的担忧，整个场内的东陵神族之人都心情大好，一直挽留了苏九哥好一会，才愿意将其给放走。在离开之时，之前离开的那位长老带着不少宝物返回，东林峰更是自掏腰包奉送上了不少的宝器，虽没有一件帝兵，但也的确是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此行可谓是收获颇丰。殿门前，至尊神吼匍匐在此，而尹老也没有再隐藏身形，如同一尊雕塑一般一动不动地等候着。这时，楚轩柔忽然小声在苏九哥耳旁说了些什么，苏九哥的脚步停顿了下来，点点头道：“的确。”他转过身，朝着一旁恭恭敬敬的东林峰开口道：“东林族长，有件事我想问问，南宫神族所在何处？”南宫琴那丫头自从说要回族一趟后，就一直没有出现，甚至连神迹上也没有见到她的人影。南宫神族，东林峰有些疑惑，不过还是说道：“南宫神族在西境火凤城之中，恰好我族有前往火凤城的传送阵，弟子可以使用。两地距离甚远，动用这太古传送阵，至少也得花费数万枚仙品灵石在，所以在神迹之时，大多数神族都选择自行而来。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东林峰却愿意为此花费数万灵石。东林峰，不知弟子前往南宫神族所为何事，可需要我等的帮忙？”苏九哥摇头，族长的好意心领了，但这件事本弟子自会处理。简单的告别一声，在场的一众东陵神族的长老们皆是依依不舍的模样。当太古传送阵一抹白色的光芒涌动而起，无数符文升空，嗡！苏九哥等人一同消失在了其中。看着眼前这空荡荡的传送阵，这时候东林峰身边的一位长老缓缓靠了过来，小声说道：“族长，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他神色有些犹豫。东林峰瞥了他一眼，淡淡道：“那就不用讲了，有什么心思最好自己憋回去。与诸天地族合作，这关乎到我东陵神族的未来。如今的太古仙域各大采石渊早就已经枯竭，不知还能够坚持多久。”他自然是明白眼前这位长老要说些什么。无他，只因为苏九哥与那日袭击采石渊之人的描述一模一样，有实力击杀至尊，再
再加上那一头金发，便是最好的证明。可这些还重要吗？在一整个东陵神族的利益面前，死人的价值已经远没有一个苏九哥的分量要重。东陵风换回了族长的威严，沉声说道：“老祖那边，我会去说的。此事也关乎道尔等自身的利益，我想诸位应该都明白吧？”在场的长老们面面相觑，皆是点了点头。火凤城，一处许久未曾有过动静的太古传送阵迸发出了一道白色的光芒，气宇不凡的苏九哥与楚宣柔出现在了其中，再加上那头神俊威武至尊神吼，让周围的路过的行人们微微失神。苏九哥身形一闪，刹那间出现在一位路人身前，毋庸置疑地开口道：“南宫神族在哪？”那路人浑身一震，一头璀璨的金发遮蔽了眼前的阳光。他何曾见过如此神武霸道之人？不用脑子想，也必然是某个尊贵的神族大人。路人赶忙指向了一处方向，畏畏缩缩地说道：“那里。”苏九哥看了过去，在火凤城的最中央，一个巨大无比遮蔽了半座城的神鸟雕塑傲然凌立于空，巨大的城池像是一座竞技的堡垒，上半空更是垂落下银色的神华。苏九哥点点头，随手甩出一枚仙品灵石，回到了至尊神吼之上。楚宣柔关系的上前道：“公子，晴儿姐应该没事吧？”苏九哥，她没事，我们走。通过追随者的面板，苏九哥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宫晴的安危。相比之下，他还顺带着看了藏神者焦一眼，拥有能够吞噬血气的血海神杀诀的焦修为突飞猛进，这才短短时间里便达到了空瞳境，但生命特征不足5%，差不多快死了。苏九哥也懒得管他的安危，若是无法在界海边境的混乱之地存活下来，那么也没有追随自己的必要。去那里。苏九哥给了至尊神吼指示，至尊神吼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朝着天际而去。此时南宫神族内，一艘巨大的灵舟赫然升起，朝着太灵舟之上矗立着属于古元神族标识的旗帜。南宫晴看着眼前人，不断挣扎道：“放开我！我不去！你不是说我母亲是古元神族的大长老吗？你再不放开，等到古元神族后，我让我母亲杀了你！”古元海一脸无奈，也不敢伤及了南宫晴分毫，只好以神通之术将其禁锢，苦笑着说道：“我说姑奶奶，你就行行好，饶了我吧！我不过就是一个跑腿的，你威胁我做什么啊？”南宫晴紧蹙着秀眉，试图以清仓古焰将这禁锢给焚烧，可在入圣境古元海的神通面前，哪怕是天地异火也毫无作用。当见到这道火焰，古元海心里一惊，这不就是大长老数十年前所收服的那道天地异火吗？想不到连这也交给他了。见南宫晴不断威胁挣扎，古元海索性也摆烂，喃喃道：“反正等你到古元神族后，就不关我的事了。哎，这等吃力不好的苦差事，怎么就偏偏到我做呢？神赐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东境之外的地方，以后真是再也不来了。”南宫晴见威胁无果，焦躁的急跺脚，想他本想回到族中看望一下父亲，却不想对方直接将自己给关起了禁闭，告知了自己一个天大的秘密，那便是自己的母亲乃是古元神族之人。而那素未谋面的母亲，因为风老雨婆的死，从而认为南宫神族无法保护住自己，便选择派人将自己给接回去。她若真是我母亲，为何这么多年来从不找我？我不想去什么古元神族，也不想见她。南宫晴娇斥道。古元海见状有些无奈，缓缓说道：“姑奶奶，老实说，在知道这件事后，我也一样震惊。但你母亲可一直都很在意。她作为大长老，诸事繁忙，而且东境神族也并不像表面那般平静。你那天地火，还有那地巨仙群，可都是你母亲借南宫族长之手转交给你的。”南宫晴娇躯一震，随后美眸通红的冷声道：“那我还给她，我一定也不想与她有什么瓜葛。”说罢，南宫晴朱唇便溢出一口鲜血，俏脸苍白，她竟直接斩断了自己与清仓古焰之间的联系。这一下可把古元海给吓坏了，一时间被吓得解除了禁锢，想要制止，大惊道：“卧槽，你这是做什么？”南宫晴紧接着浑身散发出白色的光芒，古元海见状赶忙捂着眼睛将头撇过去，这怎么能见得？轰！一击神通直直地打在他身上，虽然不痛不痒，但也明显地阻碍了一下古元海的行动。当他再一次反应过来时，灵舟上只漂浮着清仓古焰和那件地巨仙群。古元海呼吸一滞，赶忙看向了不远处的空中，只见南宫晴正以极快的速度逃离。古元海被气得一脸黑线，赶忙脚尖一踏，迅速追了过去。以他的速度，如何比得上入圣？南宫晴紧咬着玉唇，美眸含泪，他根本就不想待在古元神族当中。眼见身后的古元海迅速跟上，眼前突然间一道金色的神芒闪烁，他直接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中。一道有些调侃的声音响起：“走这么快做什么？不看路的吗？”这熟悉的声音让南宫晴微微一愣，随后抬头看向眼前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所心心念念的弟子苏九哥。心中的委屈一下子发泄了出来，紧紧地抱着苏九哥说道：“公子，帮我！”苏九哥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当见到脸色有些苍白的南宫晴后，皱了皱眉头，声音一下就冰冷了下来：“怎么一回事？”楚宣柔也赶忙上前：“晴儿姐，你受伤了。”而另一边，古元海也随之到来，看着眼前的苏九哥，他身躯不受控制的一震，表情像是见了鬼一般的看着眼前二人，不可置信的看了看苏九哥，又看了看他怀中的南宫晴。你们！古元海这一刻直接呆滞住了，一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苏九哥的实力自然是不用多说，神迹之上击败了圣阳天子，这一点便令人望尘莫及。怎么没有人告诉自己，这大长老的女儿还跟这位来自诸天的弟子有关系？苏九哥也是微皱着眉头看着古元海，开口道：“你来这里做什么？”古元海一时语塞，有些讪讪道：“这个，我是来接南宫姑娘回去的。她母亲是我古元神族的人，这也是她母亲的意思。”“哦，是这样吗？”苏九哥看向南宫晴：“南宫晴，我不要跟她回去，我誓死都是弟子的人，早就已经与神族无关了。”苏九哥微微颔首，抬头看向古元海，淡淡道：“那么你听见了？”古元海愣愣的点了点头。这时候，
苏九哥坐下的至尊神吼同样对着他张开血盆大口的咆哮一声，至尊境恐怖的兽威如同一座巨山，暴力与腥气冲天，如同进入了尸山尸海。好，古元海直接麻了，腿脚发软，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向后倒飞。苏九哥，滚！古元海浑身冰寒，感受到了那股可怕的死意，如小鸡啄米一般的赶忙点头，飞速逃离了这里。太可怕了！明明自己也是入圣境的存在，可在苏九哥面前却丝毫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心理。在见到之前在南宫神族还有些孤傲的古元海面见苏九哥这般姿态后，南宫晴不由得扑哧一笑。苏九哥有些没好气的看向他，敲了敲他的脑袋说道：本弟子也不管你是什么南宫神族还是什么古元神族之人，到了我苏家还想跑，那肯定不行的。毕竟一个圣阶丹师，未来有望达到与长青大帝同样地级丹师级别的潜力股，自己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青帝丹的好用，苏九哥可是真正切切的感受到了。感受着南宫晴体内隐隐有些跌落的境界，苏九哥沉吟了一会，将之前装有神迹战场彩头以及东陵神族长老所给予宝物的储物戒递给了他，轻声说道：这个拿着，有本弟子在，古元与南宫神族的事情不用你管。南宫晴接过储物戒后，美眸隐隐闪烁，感动无比。苏九哥眺望着远方，喃喃道：在太古仙域之中逗留的也已经够久了，也是时候该回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到这太古仙域开始在这些时日，总是感觉似乎诸天万界之中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一般。也不知道连月回来了没有。接下来的几天内，苏九哥陪二人在太古仙域当中停留了一会，踏足了太古仙域内不少绝美的风景。这一日，灵州之上，苏九哥将那块至尊骨给拿了出来，细细的端倪了起来。这块至尊骨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岁，其中似乎蕴藏着天道之理。苏九哥将神识探入，在至尊骨当中内观到了无数密密麻麻玄奥无比的金色符文。至尊骨唯有身怀极大气运之人方才能够拥有，而这枚骨头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融合的。这与特殊体质的本源不同，其特殊性十足，哪怕是真的得到了，也无法完美的运用其中的力量。自己虽然可以融合，但这对于自己来说着实没有什么必要。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忽然想到，既然这是天命主角之物，那么这枚骨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可以交给系统回收吧。苏九哥带着一丝好奇询问道：系统，这至尊骨能回收多少反派值？丁，回收带有不确定性，无法提前查看，需花费反派值2000，知晓回收价格。苏九哥脸色一黑，贪婪，不过需要这么多反派值回答问题，苏九哥也来了兴趣。消耗，丁，回收之物至尊骨，估算回收价格6万至8万反派值之间。这么多，苏九哥微微有些诧异，眼眸闪烁。要知道，系统所回收的物品，那是根据其对天命主角实力以及对其的价值来评判。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至尊骨的价值必然不可能在圣阳霄的岁月轮之上，唯一的可能性便是这至尊骨的天命主角本身的存在给这块骨头带来了许多的价值，对方的修为定然不低。苏九哥喃喃道：这东陵神族遇到本弟子也算是命大，这般无人遏制其成长的天命主角，只怕现在以他的实力恐怕能够轻松覆灭掉东陵神族。此行所获得的反派值不少，苏九哥决定带回去之后再好好的消费上一波。而就这艘灵舟准备离开太古仙域之时，从远处几道璀璨至极的光芒迅速而来，恐怖的气息弥漫。屋外的两女感受到这股力量后，急匆匆地推开了房门。公子，公子！尹老的身影也不知何时出现在苏九哥身旁。苏九哥将手中至尊骨给收好，挑眉看向两女道：何事如此匆忙？楚宣柔美眸惊惧，赶忙说道：公子，灵州的千里之外有4束光芒正在朝着我们而来。尹老也悠悠地开口道：对方的修为不在我之下，是至尊。弟子大人，来者不善。苏九哥眉头一皱，至尊？自己离开的消息并未有所掩藏。苏九哥咧嘴一笑，淡淡地说道：看来是这太古仙域当中有人舍不得本弟子走啊。他不难猜出来人恐怕是圣阳神族的至尊，自己夺去了圣阳霄的岁月轮，又当众击败羞辱了对方。以圣阳霄性格，不出手就这么放任自己离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4位至尊，呵，还是真看得起本弟子啊。因为能够随时与父亲沟通的原因，就算是来了多少位至尊，苏九哥也不在意，缓缓起身，不紧不慢地说道：走，让我们去看看究竟是哪位客人来了。这时候沉默许久的南宫晴此时也开口了，他低垂着眼眸，轻声说道：公子，恐怕南宫神族的人也在其中，是因为我来的。他心底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可苏九哥却浑然不在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轻松淡然道：无妨，来再多也是一样。本弟子说了，既然您已经是我苏家的人，那无论是谁也休想将你给带走。公子！南宫晴闻言感动不已地看着的苏九哥，美眸渲然欲泪。4人来到了灵州的甲板之外，只见不远处那4道神虹距离灵州越来越近，一旁的尹老低声道：弟子大人，需要老奴去阻止他们吗？苏九哥摆手：不用，让他们来就是了。苏九哥傲然站立于灵州甲板之上，一头金发随风肆意飘扬，狂浪不羁。一道宛若鼓中敲响一般洪亮的声音乍起：徐弟子要走，怎么不通知我等一声？我圣阳神族天子想请徐弟子来我圣阳神族一叙。说话间，一道独属于至尊境的威压席卷整个灵州，在这股巨大的压迫力之下，在空中行驶的灵州都开始变得摇摇晃晃了起来。又一道恐怖的气息弥漫，竟直接抵消了这股至尊威压。声音响起：哼，圣阳城无族族女也在这艘灵州之，别人怕你东晋神族，我南宫家可不怕。一共4尊伟岸的身影降临，分别是南宫神族的2尊至尊境人物，还有圣阳神族2位至尊，以及此刻还有无数双各个神族大能的目光汇聚于此处。太古仙域就这么大，
但凡是有至尊境人物的波动，很容易便引起各方的注意。甲板之上的南宫晴见来人脸色一变，宁爷爷、森爷爷，圣阳神族前来的至尊之中，其中一位赫然是之前那名代表着圣阳神族前来的长老，而另一人的气息更为恐怖，哪怕是银老看向此人的目光都有些忌惮。四位至尊对视一眼，圣阳城大笑一声，说道：“想不到您两位前辈也来了，怎么，你族女莫不是跟着这位徐弟子跑了？”南宫森看了一眼甲板上的南宫晴，冷哼道：“我南宫神族的事，还犯不着你圣阳神族来管。此次我等只是前来带走族女，至于其他的，随你们。”圣阳城笑眯眯地说道：“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几位至尊直接无视了甲板之上的苏九哥。南宫宁看向了下方的南宫晴，沉声道：“晴丫头，跟我们走。”南宫晴脸色苍白，紧咬着贝齿没有说话。圣阳城也是笑着看向了苏九哥的方向，有些诧异道：“不愧是地族弟子，想不到身边还有一位至尊境的护道者。不过，光凭此人一人还是拦不住我等的。徐弟子，还请随我们走一趟吧。我族天子对您可是想念的很啊。”圣阳萧天赋妖孽，其父更是圣阳神族的当代族长，光是这两点绝对的存在，所以哪怕是至尊境都能够随意的调动。银老扫视了一眼在场的四位至尊，以他的实力，虽然暗杀之术通体，但在眼前这四位至尊下是完全没有办法应对的。银老站在苏九哥身前，地冰蛇骨出现在手中，沉声道：“弟子大人，您先走，老奴拦住他们。”苏九哥摇摇头，上前一步，有些戏谑地看着空中那四位至尊说道：“你南宫神族族女现在是本弟子的人了，走不走可不是你们说了算。还有你圣阳神族，你族天子是个废物，明的赢不了本弟子，怎么现在这是气急败坏了吗？”此言一出，在场的四位至尊皆是暴怒不已。南宫森怒不可遏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没落的地族弟子，莫非真的以为配得上我南宫神族族女了？莫说秦丫头的真实身份，哪怕是我南宫神族庶出的庶女，都不是你一个没落地族能够配得上的。”圣阳神族的两位至尊闻言，有些诧异道：“哦，森老，莫非你这族女还有什么别的身份？”南宫森冷笑说道：“这件事迟早会公之于众，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就如你们外界所猜想的一样，我南宫神族早就与东晋古元神族联手，而南宫晴便是我族族长与古元神族大长老之女。”此言那一出，在场的诸多气息皆是一颤，各方神族大能面色大惊，饶是在场圣阳神族的两位至尊也不由震撼无比的看向了南宫晴。竟然有这等事！圣阳城眯着眼，语气不善的说道：“徐弟子，听到了吗？这里是太古仙域，就算是我等将你留在这里，又如何？你身后的地族恐怕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吧？”他语气轻蔑，浑然不将苏九哥放在眼里。此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东陵神族内，不少东陵神族之人也都注视着这一幕。族长，我们真的不让苍玄老祖出手帮助这位苏弟子吗？这可是一个换取人情的好机会啊！东陵风摆手道：“这位苏弟子的真实身份还有待考究，若他真是那诸天万界的苏家弟子，其身后那位大帝是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南宫与圣阳两族恐怕是要遭殃了。我们先静观其变，再看看。”另一边，苏九哥面对四位至尊丝毫没有任何的惧色，脸色平静的淡淡道：“你们当真就这么笃定诸天地族的手无法干涉到这太古仙域？看来从帝洛时代苟存到现在，倒是给了你们不少的勇气啊！”圣阳城，哼，瓮中之鳖，你若真是有这个能耐，也不妨使出来。若是不行，那么就休怪我等动手了。苏九哥点点头，轻声道：“那就满足你们。”他直接沟通起了苏黄吉在自己体内所留下的那道神念，神念当中很快便传来了苏黄吉的声音：“宝贝儿子，又怎么了？苏九哥，有些事还需要您老过来一趟。”另一边的苏黄吉皱眉：“在哪里？”苏九哥：“太古仙域，竞技神族。”苏黄吉眼眸骤亮，自己那好大儿怎么跑到那里去了？他二话没说，直接通过这道神念投递去了一道分身。到了他现在这个境界，光是一道分身便能够替宝贝儿子扫平一切。太古仙域内，见苏九哥久久没有动静，圣阳城大笑一声的嘲讽道：“哈哈，怎么不说话了？穷途末路了吧？今日我便告诉你，来到了我太古仙域当中，你是龙也得给我盘着，是虎也得给我握着。”苏九哥有些怜悯，看了一眼眼前这不知死活的至尊一眼，环顾四周，大声开口道：“还有哪位至尊想要将我留下？那也一并出来吧。”他知道在这里可是有着不少神族大能的目光关注，又是一道金色的身影刹那间出现在了此地。哈哈，我天元神族也想来凑一手热闹。程兄、森老，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吧？来人是一位彪悍的大汉，此人真是天元神族之前所带队的长老。我可什么都不做，就是单纯的来看看而已。圣阳城拱手一笑，早就知道破兄你会前来，自然是求之不得。天元神族正是在神斗之上最早败给苏九哥的东晋神族，被秒杀的这般奇耻大辱，有机会自然是不会错过。紧接着过了一会，玉歌神族的一位至尊也降临前来看热闹。场内现在一共是6位至尊境的人物在此。圣阳城仿佛在看一只蚂蚁一般嘲弄地说道：“徐弟子，现在你可有什么办法？”感受着正在迅速降临太古仙域附近的气息，苏九哥咧嘴一笑，笑容的十分灿烂，眯着眼说道：“办法，这不就来了。”在场之中，除了银老，没有人知晓苏九哥这是何意。银老目光变得火热无比，是帝君要降临了吗？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圣阳城放肆的大笑道：“哈哈哈，你所谓的办法，难道就是在这里无能的狂吠吗？本尊也玩够了，你给我过来吧！”等候了这么久，圣阳城也不打算再与其废话，直接大手一抓，一股恐怖的吸力从手掌上传来，
这股强大的力量甚至牵动齐了整艘灵州都不受控制的朝着他的方向而去。而就在这时，一道如同响雷一般震耳欲聋、充满威严肃穆的声音乍起：“本帝倒是要看看，究竟又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动我苏皇吉的儿子！”轰！犹如晴天霹雳，天地色变，整个太古仙域蔚蓝无比的苍穹突然间被撕开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口子，从中有着无数狂暴的虚空乱流涌动。一抹伟岸至极、磅礴浩荡的金色神芒投射了下来，滔天的地力弥漫，整个道域如同被莫大的恐怖所注视，即将降临下神罚一般所笼罩。从苍穹的上方，遮天蔽日的金色掌印如山岳一般轰然落下，磨灭一切，不可阻挡。当听到这个声音时，苏九哥淡淡道：“你不是想要见见本弟子的底牌吗？那么他来了。”“什么？你要问一个地族弟子最大的底牌是什么？那除了其身后的大地，还会有何人？”这股无可匹敌的力量让注视着此地的各方神族大能们纷纷面色煞变，他们一个个眼睛瞪大浑圆，脸色无比的震撼，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股力量连太古仙域都被撕裂了，莫非是地？也唯有大地能够做到啊！此刻各族中最为强大的底蕴准地级别的老祖人物都纷纷被吓得苏醒。太古仙域发生什么了？而直面着这股力量的在场6位至尊更是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战栗，止不住的颤抖着身躯。这金色的擎天手掌正是朝着准备对苏九哥动手的圣阳城而来。在这股无上的力量面前，哪怕是至尊境的他也根本生不起任何一丝抵抗的心理，甚至连动弹都做不到。圣阳城瞳孔放大，在这股压迫力下大汗淋漓，脸色苍白的不断重复喃喃道：“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轰隆隆，金色的手掌拍下，粉碎磨灭了周围一切的物质。仅仅是这么一个呼吸的时间，圣阳神族这位至尊境的强者便在这至高无上的地力之中形神俱灭，死得连渣都不剩。而苏黄吉甚至都还未现身。这股地力无边伟岸，其恐怖的气息已经出现，整座太古仙域都在剧烈的震动着，似承受不住这股威压。苍穹中一束仿若能够撑起这片天地的金色身影缓缓降临。要知道，这还仅仅只是一个投影而已。此刻，各方神族的底蕴老祖纷纷齐出，他的目光透过这万丈苍穹我，当见到苏黄吉后，无不面色大变，像是回忆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被吓得魂不守舍。无始大帝，他竟然还没死！操！又是哪个混沌又招惹到这尊杀神了？各方神族中的老祖最少的也活了数万年，在4万年前，他们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苏黄吉曾经降临过太古仙域，生生打碎了太古仙域神族先祖们所建立起的屏障。而那时候的苏黄吉早就已经气血衰败，命不久矣。本以为这尊大帝应是寿元无多，如今作化陨落，却不料竟然还活着。而东晋圣阳、玉歌、天元神族以及南宫神族的老祖，当见到自家族人也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个脸色惨白，呼吸一滞，差点直接被吓得昏厥而去。快启动护族大阵！苏九哥看着空中那遮蔽了这半截天空的身影，不禁叹了口气道：“真是的，老爹每次来都非得搞得这么大的排场吗？”身旁的楚宣柔、南宫晴两女更是仰望着这伟岸的身躯，美眸满是震撼之色。这便是弟子的父亲吗？一位活着的大帝。金色的神华散去，苏黄吉的真容显现。如今的他在使用了不少造化神液后，姿态更是年轻了不少，似乎重新回到了巅峰一般。他地眸睥睨过下方的5位至尊，不用想也知道8成是自己那好蛋又遇到了什么不公之事。这么多至尊对付老子的宝贝儿子，我看你们竞技神族是真想死了！苏黄吉暴喝一声，无穷无尽的地威轰然间朝着下方压下，整个苍穹似乎都被压低了几个帽檐，而下方的5大至尊无不表情骇然。这股力量不是大帝又是何人？他们神色惊恐无比地看向灵舟上笑盈盈的苏九哥，那表情仿佛在说：“你身后站着的怎么可能是位大帝？误会，都是一场误会。”玉歌神族至尊浑身颤抖道。苏九哥脸色玩味地朝着剩下的5位至尊说道：“这可是你们要求的。哎，老实说，我也不想让父亲出手的。你们既然都知道我是弟子，那么弟子身后站着一尊大帝，应该很合理吧？”这一刻，南宫神族的2位至尊以及那剩下的圣阳至尊面如死灰，天元神族和玉歌神族的至尊表情更是跟死了妈一样。完了，要知道他们不过是想过来凑一凑热闹，看一出好戏的。苏黄吉眸光冰冷地注视着在场这5位至尊，滔天的地力令人窒息。喜欢以大欺小，那么本帝也让二等尝尝被欺的滋味。雨落，从空中落下的地威如同千钧，没用动用丝毫的神通，仅仅是这股威压，便犹如一柄巨锤重重撞击在了在场的5大至尊身上。咔！他们那坚不可摧的至尊宝体一瞬间变得犹如玻璃一般破碎不堪，一个个皆是口吐鲜血，拼命施展出无上神通，却根本无法抵挡。轰隆隆，下方数以千里的山脉都被夷平，在这股力量之下，5大至尊丝毫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纷纷砸落在地，被砸成一滩肉泥，生机尽灭。碾压！苏黄吉向前迈进一步，刹那间出现在了灵舟之上。当见到宝贝儿子没事，这才放心下来，上前就是一个狠狠的大拥抱。你这臭小子，怎么没事跑到这太古仙域来了？这父爱来得太沉重，苏九哥赶忙拉开身子，有些无奈地说道：“没事做，一时好奇便想来看看。”苏黄吉略有些责备地说道：“小小一个太古仙域，要什么没什么，哪里比得诸天？”不过同样的，苏黄吉也惊喜于自己宝贝儿子如今的实力。他一眼便看出了苏九哥入圣境巅峰的修为，豪迈地大笑一声道：“哈哈，入圣境巅峰，不错，这才是我苏黄吉的儿子。九哥，是不是这群不长眼睛的东西招惹你了？”苏九哥淡淡道：“没办法，6个至尊境，这怎么打？”苏黄吉闻言眉头紧锁，怒骂道：“岂有此理！
这群狗东西又来以大欺小这一套，看来当年打碎他太古仙域的屏障，这群家伙还没有长记性，连我苏黄吉的儿子都敢动了。苏九哥一愣，不仅仅是他，身旁的南宫晴也是满脸震撼之色。太古仙域外的屏障，竟然是弟子父亲打碎的，这件事族中的老祖们可是从未说过。苏黄吉，九哥，你且在此等着。既然这群老东喜欢以大欺小，那本帝也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雨落，苏黄吉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芒，踏立于苍穹之上，宛若一尊照耀此方天地的太阳一般。从其身上猛然间迸发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苏黄吉大喝道：“太古仙域里的禁忌神族，至尊境以上的，限你们一炷香的时间内，都给本帝滚出来！”这声音洪亮，溅荡而出，直接响彻在仙域四大境神族之中。不少神族刚刚所开启的护族大阵，一瞬间便被震得粉碎。敢动他苏黄吉的儿子，那么遭殃的可不仅仅是那区几个神族了，而将是太古仙域内所有的势力。此言一出，围绕在此地的目光皆是身躯一颤。各方神族之中，刚刚才出关不久的各大老祖们，顿时脊背发寒。妈的，这圣阳、玉哥、天元、南宫那几家到底是做了什么天元人怒的事情？他们眼睛是被狗吃了吗？招惹那位的儿子做什么？开什么玩笑！连他们这些准帝级别的人物都不敢得罪的存在，这四族中的至尊竟然有胆子动手。一旁的各个神族族长也是一脸惊慌不定，赶忙道：“老祖，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没听那位大人说的吗？我公孙神族内至尊境之上的都跟老夫去面见帝君，一个也不许落下。”那老祖再三强调道。同样的慌乱的景象出现在各个神族当中。此刻以苏黄吉的方向为首，太古仙域内各方神族中一道道恐怖的气息腾空，化作一道道神芒从四面八方而来。仅仅是过了半炷香的时间，这片天空下便汇聚了太古仙域内数百名顶尖强者，其中至尊境强者170名，而准帝级别的人物竟然有恐怖的39尊。这个数字，饶是苏九哥见状也不由暗暗感叹道：这太古仙域的底蕴恐怕是比诸天许多超级势力还要强了。到底还是从帝洛时代保留至今的道域，准帝级人物在诸天中早就已经难得一见了。而此地一处道域竟有接近40尊的存在，场内人群密密麻麻，各方神族大佬刚一现身，同样惊讶于对方所保存的底蕴。你赤霄神族中竟然有这么多至尊，你青天神族这老祖不是对外宣布已经陨落了吗？古元神族竟然有16位至尊，占了一半，到底还是第一神族？苏黄吉仅仅是简单的一声令下，各方神族互相提防所隐藏多年的底蕴，一瞬间被掀了个底朝天。在场之中无一不是跺跺脚便能够影响大半的太古仙域，位高权重的存在。此刻就连各方神族的宗主在这里面都显得十分的微不足道。一道怒喝声响起：“圣阳岭，玉阁震天，你们看看你族人做的好事，到底是做了什么才惹得这位帝君如此动怒？”青天神族的一位准帝级别老祖怒喝道：“他此刻都要被气死了，想他青天神族隐藏如此之久的底蕴，这下可好？”苏黄吉一句话，全部摊牌。受到这无妄之灾，说不动怒那是不可能的。当事人的老祖个个面色苍白，像是等待着审判一般，一言不发。身为神族老祖的他们，虽然未曾经历过帝洛时代，但却亲眼见证过苏黄吉一人之力的可怕。可看苏黄吉现在这般模样，哪有气血衰败、命不久矣的迹象？甚至反倒有些更胜从前。无始大帝，此次我等以及族人可是从未对您的儿子出手过，还请开恩。有老祖卑微的恳请道。面对耳旁不绝的声音，苏黄吉恍若未闻，闭着眼没有说话。不知过了多久，苏黄吉这才缓缓睁开眼。明明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可在一位活着的大帝面前，在场的诸位神族老祖却浑身暴汗，压力十足。而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制霸一方的至尊境人物，更是有一种窒息般的感觉。太渺小了。时间到了。苏黄吉帝眸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忽然冷哼一声，开口道：“看来你禁忌神族还是不长记性啊！以为藏着，本帝就发现了不了了吗？”什么？在场有几位神族老祖心里咯噔一声。苏黄吉帝眸骤亮，一时间天地之间的极力涌动，从各个神族的上方蓦然间浮现出了一束宛若审判一般灭世的金色光柱。轰轰轰！今天的巨响直接将方圆数以万里的生机给磨灭。那些隐藏在各个神族当中，对于苏黄吉的话置之不理之人，瞬间被这磅礴毁灭的力量所吞噬。甚至未曾感受到苏黄吉的出手，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神族大能便泯灭于此。在场所到来的神族老祖、至尊们无不面色大惊，他们知道苏黄吉这么做是为何，因为还有不少的至尊境之上的大能并未到来。此刻他们无比庆幸自己没有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到来，一尊大帝的手段简直是深不可测，而苏黄吉这么做也无异于是杀鸡儆猴。九哥，你过来。苏黄吉朝着苏九哥说道。苏九哥点点头，从灵舟上来到了苏黄吉身旁。在这里，他一个入圣境巅峰的修为，简直渺小的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可在场的所有神族大佬们却根本不敢有任何的不敬，无他，只因为此人是位弟子，是眼前这尊大帝的儿子。苏黄吉地眸冰冷，扫视过在场一众神族之人，开口道：“我不管九哥做了什么，但你太古仙域竟敢让至尊境的存在对吾儿出手，那么自然要承受本帝的怒火。但凡他们派出个圣境实力之人，他还不会如此动怒。可你让至尊境的来是个什么意思？”面对苏黄吉的质问，一众准帝、至尊级别的人物却像个哑巴一样低着头，不敢说话。怎么派出至尊境欺负本帝儿子的时候，一个个不都是很威风的吗？本帝来了，现在都不敢说话了。苏黄吉眸光射人，宛若一头雄狮。这一众神族老祖面面相觑。这时候，青天神族老祖硬着头皮开口道：“帝君，这件事都是南宫、圣阳、玉哥、天元神族所做，此事我等一概都不知晓啊。”
若是知道，就算给我等1万个胆子，也不敢动这位弟子大人一根毫毛。他心里已经将这4大神族给骂了个遍。你闲得没事，对无始大帝的儿子动手做什么？哦，是这样的吗？苏黄吉看向苏九哥道。苏九哥笑盈盈的说道：好像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一众神族老祖闻言，心里忐忑不已。而作为始作者的圣阳神族等老祖，更是恨不得当场劈了族中那几个蠢货。突然间，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苏黄吉顿了顿，随后抬头看向天空。此时，本晴空万里的苍穹之上，忽然间电闪雷鸣，乌云密布，一股可怕的气息弥漫，好像有什么存在即将降临于此。而苏九哥耳旁也不断响起系统的声音：警告，警告，有实力远超宿主的天命主角出现，请宿主暂时避让。在场的神族老祖们感受到这股力量后，纷纷面色疑惑，还以为是苏黄吉的动怒，可这股力量虽然强大，但却并没有苏黄吉那般令人绝望窒息。准帝的气息，还有人，这是……轰！突然，一道湛蓝色的汹涌雷霆撕破了天空，从那苍穹之外，竟伸出一只满是锋利鳞片的龙爪，一道充斥着滔天威严的龙吟声顿时间响彻云霄。吼！这道声音充斥着浓郁至极的威压，笼罩在整个太古仙域当中。此刻太古仙域内的所有鸟禽百兽，以及隐藏在丛林之中的妖族，无不从灵魂上的感到了一阵战栗。天空中飞行的鸟尽数坠落，一时间，哪怕是正在捕食着的猛兽，也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望天匍匐长啸。各种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这般令人惊叹的异象，让在场的诸多神族大能们脸色诧异无比。这是怎么一回事？有大妖在我太古仙域外出现！他们一时间皆是望向苍穹上那展露出的一只龙爪看去，而苏九哥也是同样的有些疑惑。天命主角。这时，苏九哥感受到储物界之中有一股异样的力量在闪烁着，竟然是那一块至尊骨。至尊骨通体遍布着极其强烈的金色光芒，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呼唤着什么一般。苏黄吉地眸微眯，眸光直接穿透了这万丈苍穹，发现了在这太古仙域之外，竟然有一头体态遮天蔽日，笼罩了这半个星空的金色真龙出现。真龙共有5爪，龙目充斥着无尽的威严，浑身上下那细密静止的一片片密鳞，宛若最为完美玉石一般，体态线条大气磅礴，散发着金色的神芒，照耀着这漆黑无比的星空。真龙！苏黄吉眉头一皱，地眸中浮现出一抹讶异之色。这里怎么可能会有真龙出现？竟然还是一头准帝级别的真龙！要知道，真龙与至尊神吼一样，位列于天地神兽的范畴之中，并且排名还不低。但如今的诸天万界早就已经没有了真龙的存在，莫非是这太古仙域内依旧还残存着真龙的一种？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苏黄吉眼眸一亮。不对，这并非是先天真龙种，乃是后天而成的逆命真龙。龙族上有鲤鱼跃龙门一说，在这诸天之中倒是有不少拥有真龙血脉的妖兽，只不过大多血脉稀薄，若有机会得到大气运，便可返祖为龙。这一类统称为逆命真龙。而眼前的这头逆命真龙的类型，明显是返祖了真龙之中最为强大的5爪金龙血脉。这小东西倒是很适合给窝拉车呀。苏黄吉摸着下巴喃喃道：敢面对一头准帝境真龙还这么说的，恐怕这天底下唯有身为大帝的苏黄吉有这个资格了。真龙肉身强悍，种类极多，动辄便可撼动苍穹星空，更别提其中的皇者5爪。而这头准帝级别的真龙，毫不意外地说，可随意碾压铜镜，在场的任何一位准帝级别的神族老祖都不是其的对手。想自己在这诸天万界数十万年都未曾遇到过此等天地神兽，而今恰好就遇到了。吾儿果然不是有大气运在身之人。苏黄吉心情大好的想到。天空中那只巨大的龙爪逐渐撕破了天空，那一爪周围无数细密恐怖的赤焰正在焚烧，裂口越演越大。而神族这边的老祖们一时间都怔怔地仰望着这一幕，这到底是何物？不知为何连我都有些心悸。有准帝级别老祖喃喃道：哼，看吾敖仓撕了这片天。半晌未能全身踏入太古仙域外的敖仓不由得有些愠怒。他并未通过太古仙门而入，完全凭借着这纯粹的强大肉身生生迈入。5爪之中有神物躁动，一股莫大的力量顷刻间迸发而出。轰！天空顿时绽放出白茫茫的一片，一个巨大的裂口赫然出现。真龙降临了！看着眼前这宏伟壮观的一幕，高空中古老尊贵的天地神兽真龙的现身，引得无数神族老祖面色震撼。这是龙，准帝级别的龙，莫非是那位帝君的坐骑吗？苏九哥同样的是感到有些震撼，有些不敢相信，这块至尊骨的主人竟然会是一头天地神兽。这真龙的体型相较于至尊神吼来说更为巨大，遮天蔽日，宛如乌云压境，浓浓的威压感扑面而来。姓名敖仓，身份天命主角，天命妖皇，逆命真龙，年龄3128，境界准帝境一重，体质5爪金龙体，至尊妖皇体，功法宝物。生平经历：诞生于太古仙域蛇妖一族族长之子，还未出生时便天降异象，在其母胎中孕育数十载，万妖异象绵延大荒山脉天空数月不止，惊动各方神族前去寻找异象之人。后各大神族寻找5年，无果纷纷退去，唯有东陵长风一直寻找了30年，直到敖仓10岁之时方才找到，并将其挖骨灭族。却不料敖仓命格过硬汉，乃万妖天命妖皇，并未陨落，机缘巧合之下躲过祸事，并背负着血海深仇来到诸天万界。从这之后便一直在各大妖族道狱中隐忍修炼，闯万妖秘境，得妖族大能注意收为弟子，入龙陨之地得真龙之血及其传承功法，修炼3000载，集各方5行神物血脉返祖，成就逆命真龙之身。当前气运值65万，65万的气运值，果然不愧是准帝境级别的天命主角。到了这般修为，其无论是宝物还是神通功法，都已经达到了一种巅峰。
可是当看到敖仓的生平经历后，苏九哥不由得面色古怪，看了远处浑身发抖的东陵长风一眼。好家伙，你不是和我说这至尊谷不过你无意间所得吗？人还未出生你便寻找个30年，一直到这天命主角的10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东陵长风也是一个狠人。敖仓乃天命妖皇，命格过硬，就连老天都在庇护其不太早的将士，却不想东陵长风这个铁头娃找了40年，这特么换谁来也没用啊！真是生怕自己活得太久啊！敖仓仰天大吼一声，龙目中燃烧起熊熊的复仇之火。吾敖仓今日降临太古仙域，欲讨伐整个东陵神族，谁敢阻拦我者，杀无赦！吼！想他苦苦在诸天历练1000年，一路胆战心惊，为的便是报那挖骨灭族之仇。此言一出，在场众多神族大能们纷纷看向了东陵老祖，那表情仿佛在说：你们东陵神族什么时候又得罪了一头真龙？东陵老祖脸色一变，怒喝道：都看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而此刻在场的东陵长风面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无比，这头真龙竟然是那个妖族的孩子，这不可能，他不是已经死了吗？完了，这下全他妈完了！也唯有他和苏九哥知晓敖仓是为何而来。苏九哥眼眸闪烁，看了一旁的老爹一眼，这至尊谷如今在自己手上，8成这天命主角的复仇之路也会找到自己头上。但很可惜是，哥们你来的好像不太是时候啊！敖仓声势浩大，可很快他便皱起了眉头，怎么这群家伙都好像不是很怕自己的样子？他看向在场的众人，突然间像是感受到了什么，愣在了原地。在此地，苏黄吉与苏九哥位列于中央，而且身旁加起来足足有数百名各方的神族大能，光是不弱于自己的准帝境便有30多位，而其中最低的至尊境大能更是上百。人群密密麻麻，此刻上百双眼睛正盯着自己，一头体型巨大的真龙在其中倒是显得格格不入。敖仓直接傻眼了，庞大的身躯一僵，之前那般神威盖世、妄图镇压一切不公的模样不复存在。我这是到哪了？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本来正在心惊肉跳等待着苏黄吉审判的各个神族大能见状不由得暗暗感激了起来。好家伙，来的真是时候啊！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此刻那位帝君与弟子的目光都在这头真龙身上，倒是给他们减缓了不少压力。敖仓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想自己苦苦修炼3000载，如今好不容易返祖真龙修为大成，想要回到这诞生之地复仇，然后带领着太古仙域内所有妖族离开，却不料这里竟然全他妈是准帝！操！自己就算是五爪金龙，实力再强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面对30多位准帝啊！而且其中那一位身姿神武不凡之人的气息，自己更是无法看透。这种感觉就好像你觉得你已经无人能敌的时候，推开门，屋内正有无数个身材威武强壮的猛男都在直勾勾地盯着你一样。那个打扰了。敖仓声音以及气势一时间都弱了不少。多年来的狗道经验告诉自己，此地不宜久留。诸天不乏有实力强悍的大能，若是暴露，保不准会将自己抓取当作棋。所以敖仓一直以来都是在妖族的道域内，能够从一只小蛇妖到五爪金龙这般地步，自然是让他养成了当机立断的性格。见这头遮天蔽日的真龙晃动着身躯，转身便往那天空被撕开的口子里面钻，苏黄吉饶有兴趣地说道：虽然是一头后天的逆命真龙，但是五爪倒也是勉强配得上替吾儿拉车。既然来了，那就一并留下吧。还有，吾最讨厌别人站在本地头上了。苏黄吉地眸微眯，雨落抬手，无尽的天地极力汇聚于掌间。这股磅礴至极的大地之威，令在场无数神族准帝老祖面色大变。轰！如同翻天覆地的海啸一般，浩荡的无上神通朝着敖仓的身躯打去。仅仅是这一击，便差点将自己的五爪金龙之躯给打碎。敖仓痛苦一声，凄惨的声音响彻九霄，他那巨大的龙躯不受控制的直直朝着下方坠落。苏黄吉咧嘴一笑，天空中凭空出现了一只金色的大手掌，牢牢的将这五爪金龙给抓住，任凭敖仓在这之中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这不可能！如此令人绝望的力量，这种感觉可是连妖皇道域中的当代妖皇都未曾带给过自己的。敖仓吃痛不已，龙目满是惊惧的看着苏黄吉：你到底是何人？因为最近这100年都在研心炼化那最后一件神物神日滴焰的原因，他并不知道诸天已经有大帝出世的消息。这股力量无限的让他感到恐惧，只有一种可能。爹！敖仓龙目满是震撼之色，一时间绝望不已，想自己好不容易修炼到了诸天之巅，在此人面前竟然连一招都挡不下。在此地的这还只不过是苏黄吉的一道分身，作为诸天万界里最后的一位帝，他的修为早就已经达到了大帝境的巅峰，也无怪乎一头准帝级别的天地神兽真龙在其面前也一视同仁，跟一条小爬虫没有什么区别。苏黄吉豪迈的大笑一声，本来之前因为宝贝儿子又被人针对烦闷的心情也有所缓解。哈哈，吾儿，你且看看这头真龙比你那神吼如何？在你破封神元之前，本帝本来想替你捉9条真龙而来，只可惜这诸天之中早就没了这般天地神兽，而寻常龙妖交之流他又根本看不上。苏黄吉笑着说道：今日倒是也算完成了本帝的一桩心愿，五爪金龙，不错不错。他看着空中被桎梏住的敖仓，不断俯首笑道：这可是真龙啊，说抓就抓。这般霸道之言让在场的神族老祖们心中一时间更为敬畏，暗暗庆幸没有什么逾越之举，连一头准帝真龙都不是一合之敌，那更不用说有些气血衰败的他们了。苏九哥摇头叹道：我已经有至尊神吼了，这准帝级真龙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点？都足够做苏家的护族神兽了。苏黄吉摆手道：吾儿，牌面你懂不懂？一头至尊神吼，一头五爪金龙，你换着骑吗？你就是太低调了些，这才总有不长眼的东西招惹你。像他自己恨不得整个诸天万界都知道苏九哥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哎，自己这宝贝儿子从小就是太独立了一些。毫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诸天自己便是那绝对至高的存在，老老实实当第二代不好吗？苏黄吉暗暗想到。苏九哥嘴角抽了抽，看了眼敖仓，也没有多说什么。这沉重的父爱啊！苏九哥有些无奈道：“您老开心就好。”苏黄吉赞许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对嘛！你可是本帝的儿子，以后可不能这么低调了。”叮！恭喜宿主收服天命主角敖仓，获得反派值奖励5万。还得是拼爹哦？这也有反派值奖励？苏九哥愣了愣，有些疑惑道：“系统，我不是记得，你就说要不要吧？”要！白给的反派值，那肯定是要的。苏九哥极度肯定的说道：“敖仓65万的气运值，你这狗系统是不是又克扣了？”叮！回宿主，准帝境天命主角收服与宿主您并无太大关系呢。苏九哥不悦道：“你这话说的，怎么和我没有关系了？我就问你，收服这五爪金龙的是不是我爹？这五爪金龙是不是我爹抓来，为了给我当坐骑？当了坐骑，是不是就是我苏九哥的东西了？”苏九哥发出了灵魂3连问。所以，我爹收服等于我收服，这很合理吧？叮！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万，神物宝箱星号1，必开出地级以上神器。苏九哥闻言，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虽然这10万反派值跟敖仓的60多万没得比，但好歹还有个神物宝箱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早晚给你收回去。一道声细若蚊的声音响起。苏九哥眉头一皱：“狗系统，你说什么？”系统接着便没有声音。不知道为何，苏九哥感觉这系统越来越人性化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新生代系统，与时俱进吗？而此时另一边，当听到苏黄吉的话，敖仓连想死的心都有了。我他妈是来寻仇的，血海深仇，你懂不懂？不是横跨亿万道域过来当人骑的。想自己堂堂一代准帝，在这天地神兽近乎绝迹后数万年都没有出现过的真龙，在这个时代，别说是天地神兽了，恐怕就算是血脉强悍一点的妖兽，8成都会被大能抓取当坐骑。所以他才一路苦修到准帝方才出世。本以为可镇压一世，却不料一出世便莫名其妙成了别人儿子的坐骑。混蛋！真龙一族不可辱，哪怕是你是人族大帝，我敖仓也宁死不屈。敖仓朝着苏黄吉怒吼一声，不断挣扎着庞大的身躯。苏黄吉见状，眉头微皱，聒噪，直接一击将其给击昏。嗷呜！一下子安静了，然后以无上神通将敖仓整个身躯所淹没，传送到了苏家祖地之中。朝着苏九哥笑着说道：“这小东西性子还挺烈的，无二，等魏父好好调教一番后再交给你。那么现在，你竞技神族也是时候算算账了吧？”在送走了敖仓以后，苏黄吉的声音一下便沉了下来。此言一出，在场的众多神族长老们纷纷面色大变。经历了这一个小插曲过后，任谁都知道，这位来自诸天的大帝要开始清算了。苏黄吉眸光平静，扫视过在场的每一个神族老祖。当他的目光掠过，各方神族老祖都不禁的浑身发颤。从先前的轻描淡写的负面那些未曾到来的神族之人，到后捕获天地神兽五爪真龙，仅仅是这位大帝所展现出的一点手段，便令在场众人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心理。这便是准帝与大帝的差距吗？在这绝对的实力之下，量变并不能够引起质变。在场的30-40位准帝中，都无一人敢出手。本帝也不是什么不讲理之人，但之前胆敢派遣至尊境对吾儿出手的，一个也逃不掉。苏黄吉眸光大战，沉声道：“本帝此次前来的不过是一具分身耳，虽力量有限，但若此事无人敢承认的，那么下次前来的可便是本尊了。”言语间，浓郁至极的地威笼罩于全场。分身，在场诸多神族老祖们呼吸一滞，透露出不可置信之色，瞳孔不断的放大，眼中无比的惊骇，浑身毛骨悚然。这怎么可能？没有人会想到，眼前这位神威盖世、无可匹敌的苏家大帝所前来的只不过是一具分身，连分身都如此，那本尊该有多强？这一刻，活了数万年的神族老祖们彻底明白，今日或许是决定太古仙域生死存亡之际。饶是苏九哥也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老爹。说真的，连自己这个做儿子的都没有发现老爹来的是具分身，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如今的苏黄吉修为之强大，或许用不了多久便会达到那种无人能够到达的无上领域。东陵神族的族长东陵峰浑身一震，看向身旁的老祖东陵苍玄，附耳在其耳旁，不知说了什么。东陵苍玄眼眸一亮，点头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便去与那位大帝沟通。”东陵峰微微颔首，他上前一步，朝着苏黄吉与苏九哥拱手，低着头，无比谦卑恭敬道：“在下东陵神族族长东陵峰，见过大帝，弟子。”当直面到苏黄吉后，他才明白了老祖他们的压力究竟有多大。眼前这位大帝就宛若一颗耀眼的太阳一般，令人不可直视。仅仅是说上这一句话，他背后便不知何时已经湿透了。见来人不过是一位至尊境人物，苏黄吉挑眉，有些不悦道：“区区至尊也配开口？”这时，一旁的苏九哥淡笑着开口：“父亲，此人与我相识，还曾邀请我去他东陵神族做客。东陵族长或许是有什么话要说。”哦，竟然还有这回事！见宝贝儿子说话，苏黄吉脸色这才舒缓了一些，看向东陵峰的目光也顺眼了不少。可是你说吧，反正在他眼中，准帝境与至尊境也都没有什么差别。既然此人对自己那宝贝儿子有所善意，那么身为大帝的苏黄吉自然也是不会为难他。东陵峰大喜过望，感激无比的看了苏九哥一眼。苏九哥淡笑着说道：“东陵族长请说。”东陵峰点点头，有了族中长老以及眼前这位大帝弟子的庇护，他看向了另一边各方神族老祖，丝毫不惧得罪人的说道：“回禀帝君，此次对弟子动手之人，乃南宫神族、玉歌神族、
天元神族以及圣阳神族之人。此四族不识好歹，对弟子大人心怀不顾，罪该万死。哦，苏黄极地眸微眯，声音洪亮道：“此人口中四族，都给本地滚出来！”唰，有了东陵神族出头，一瞬间，在场的诸多神族老祖大能们齐刷刷地看向了这四族之人，十分有默契地让出了几个身位，将这四族之人给包围了起来。四族的老祖们面色煞变，尤其是圣阳神族的族长更是面如死灰。完了！四族老祖浑身发寒，眼眸充斥着暴怒，朝着自家族长怒喝道：“天元苍，你看看你做的好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圣阳河，给老夫滚过来！等背着本座对这位弟子大人做了什么？”他们对着族内族长破口大骂，可谓是一点情面都没有留下。这也无怪乎他们如此愤怒，毕竟一位大帝的能量完全足以覆灭一整个神族数十万年的基业。四祖之中，玉歌神族的一位老祖刚想解释，苏黄极便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不必了。”他仅仅是简单地注视了那位老祖一样，轻点出一指，从中一束金色的神芒瞬间洞穿了那名老祖的眉心。那老祖浑身一震，满脸充斥着不可置信之色，一股恐怖浩荡的地威从其肉身中迸发，连带着神魂、肉身都开始膨胀。轰隆隆，整天巨响传来，这位准帝级别的老祖就这么形神俱灭，死得连一点渣都没剩下。天空中被晕染起一层灰蒙蒙的颜色，准帝级别的人物声望、大道之音都在传来悲痛的钟响。沥沥的血雨从空中落下，天空各种异象出现。这还是第一位准帝的陨落，一指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指，便击杀了一位准帝老祖。在场的四祖老祖心中升起兔死狐悲的心情，面露绝望之色。到了他们这个境界，竟然又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恐惧。苏黄极抬头看了眼天空中的异象与乌云，冷喝一声，竟直接震破了这准帝级别人物陨落的天道异象，感动本帝的儿子，那便要做好承受怒火的准备。今日等一个都逃不了。苏黄极的目光又停留在了那玉歌神族之人身上，眼眸射人，似蕴藏着天地间无尽的神威。噗嗤，噗嗤，噗嗤，充满血腥恐怖的画面出现，一个个玉歌神族之人身上竟凭空出现了一道血淋淋的罪印，随后竟然不断的炸成血雾，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曾经在苍穹仙族问罪血脉共连的无上神通又一次出现，玉歌神族祖地内的天空之上爆发出隆隆作响，一道可怕的金色掌印浮现，重重落下。轰隆隆，太古仙域都差点在这可怕无比的地力之下被打碎，而数万里之外的玉歌神族更是生灵湮灭，空间、时间等等一切都不复存在。死！所有人望了过去，一个个神族之人都止不住的开始站立，心惊肉跳，更有甚者忍不住大口大口的喘气。明明这无上神通所审判的并不是他们，但却仿若有种自己也一同湮灭的错觉。帝，这就是诸天大帝吗？完了，我天元神族完了！在大帝面前，管你什么东境神族还是其他三境的神族，只要没有大帝，那么全都是一视同仁。天元神族几位老祖头晕目眩，活了半辈子的他们都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诸天万界乃至太古仙域都太久没有出现过大帝级别的人物了。如今诸天回忆起了大帝的恐怖，而太古仙域也即将同样感受到。四祖老祖在空中摇摇晃晃，有些站立不稳。天元神族老祖怒吼一声：“天元苍，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该死！”他双眸爆发出摄人的光芒，准帝境毁灭的力量重重的轰击在至尊境巅峰的天元神族族长身上。啪！天元苍到死都没有反应过来，自己竟然会死在自家老祖手下。老实说，天元族长何其的无辜，四族之中除了圣阳神族族长圣阳河是亲自派人前去拦截外，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件事发生。可没有办法，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天元老祖必须要让一个替罪羊来承担这位帝君的怒火，并且这个替罪羊在族中的地位必须得是位高权重之人，方才有所分量。那位天元神族老祖带着天元苍的头颅，颤颤巍巍地来到苏黄极身前。明明是一位不可一世，无论在哪都是巅峰的准帝人物，可他却卑微无比，近乎哀求道：“无始大帝，此事全是无族族长做主，与我天元神族无关啊！还请帝君饶过我天元神族所与人一命，我天元神族愿臣服。”什么？在场那些围观的各方神族老祖大能们瞳孔一缩，天元神族竟然选择臣服？要知道他们可是高高在上的东境神族啊！圣阳神族族长圣阳河此刻可谓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自己最为看重的儿子，竟然得罪了一位大帝出手。所有人都想看看眼前这位大帝会如何决断。苏黄极地眸犀利，犹如万千雷霆在其中闪烁，冷声道：“臣服？晚了！”同样的金色神芒与罪印打在天元神族几个老祖身上，他们表情皆是露出不可置信之色。想他们天元神族那可是有着5位准帝、20多位至尊的啊！无论是在哪里，这都是何其恐怖的一份力量。而自己等人都已经做到如此地步，眼前这位大帝竟然还不愿放过我等。随后他们感受到体内狂暴涌动的那股地力，这股不可逆转的力量让天元神族的几位老祖一个个表情变得狰狞无比。不，我天元神族可是东境神族啊，怎么可能被灭族？混蛋，我们跟你拼了！他们几人自知必死无疑，又不是苏黄极的对手，所以便想在最后一刻拉着苏九哥给天元神族垫背。哈哈，什么狗屁帝君，我们可是竞技神族，你不是这么看重你的宝贝儿子吗？就让他跟我们一起死吧！天元神族的几个老祖们彻底疯了。可面对不顾一切冲上来的几个准帝，苏九哥却纹丝未动，眼眸中反倒是浮现出了一丝嘲弄之色，看向了一旁的那些剩下的圣阳神族以及南宫神族的老祖们。从他们的眼神中，苏九哥可以知道，有不少人不乏有着同样的心思，只不过无一人愿意做这出头鸟罢了。一旁的苏黄极地眸中充斥着不屑，啐道：“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莫非是以为这样就能够威胁到本地？苏黄吉随意一拍，就像是在拍死几只苍蝇一样。那几位天元神族的老祖，连带着肉身神魂，都瞬间被拍成了一块肉泥。轰隆隆，最印发挥作用，从遥远的苍穹中突然炸起一道金色的巨大光柱。此刻，任谁都知道，天元神族亡了。苏黄吉还想连带着将圣阳神族以及南宫神族之人覆灭，可就在这时，苏九哥开口了：“父亲，足够了。”苏黄吉有些不解地看向自己这宝贝儿子。苏九哥看了一眼身后灵舟上一脸忐忑、死死咬着朱唇的南宫晴，又看向了那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南宫神族族长，咧嘴笑道：“此行立威也足够，我的气早就消了一大半。这南宫神族与我那侍女有所渊源，而且此次到来对我动手之人尽数陨落，姑且留他们一条性命。至于这圣阳神族嘛，您老将至尊境之上都抹除了便是，其余之人不必动用罪意。他族中那位天子对我还有用。”苏九哥笑盈盈地说道。苏黄吉闻言看了苏九哥一眼，南宫神族他还能够理解，可是圣阳神族又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这宝贝儿子总是神神秘秘的，天天到处乱跑，也不知道在捣鼓着什么。不过苏黄吉也懒得去多管，反正九哥身上有自己的神念印记在，这天地下没人能够伤害得了他。既然如此，那就都听你的。苏黄吉地眸平静地朝着圣阳神族与南宫神族说：“都听见了吗？哼，你南宫神族可得多感谢生了个好女儿，即使无儿是女，那么今日便留儿等一条性命。从今以后，你南宫神族的所有人都需听从无儿及他侍女的吩咐，可有意见？”苏黄吉淡淡道。南宫神族老祖闻言大喜过望，如蒙大赦：“没意见，没意见。从今以后，南宫晴便是我南宫神族的族长，我等老东西也随时听候差遣。”而南宫族长此刻更是面色复杂，想不到晴儿竟然成了这位弟子的人，也不知是喜是忧。南宫神族也因为晴儿的原因度过了灭顶之灾，这一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连东晋神族准帝级别老祖带领全族臣服都被这位大帝给一掌灭了，想不到反而苟活下来的南宫神族，却是因为弟子身边的一位侍女的原因。这让各方神族老祖纷纷投去了羡慕不已的眼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恐怕日后太古仙域会将是南宫神族说了算了。连作为东晋之首的古元神族都将靠边站。苏黄吉强势霸道的姿态，深深地种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不少神族长老都开始思索，族内有什么天之娇女，要不要给这我弟子大人送去？所以人都清晰无比的知道，没有大帝境存在，无论你底蕴再雄厚再强，在别人眼中都是弹指可杀的蝼蚁。而此刻古元神族这边，一位容貌靓丽的绝美妇人，美眸同样复杂无比。古元自怜惊喜地凑过来说道：“大长老，您女儿成为南宫神族族长，这可是好事啊！看来日后您不必再隐瞒与那位南宫族长的关系了。”见南宫神族之人识相，苏黄吉微微颔首，看向了圣阳神族：“自己来，还是要让本帝动手？”圣阳神族老祖们凄惨一笑，他们自然是听到了之前苏九哥与苏黄吉的对话。圣阳河，你误我圣阳一族，下去之后愧对列祖列宗啊！其中一位圣阳老祖高呼一声，一掌击毙了圣阳霄的生父圣阳河，随后燃烧起一身力量，自裁而亡。同样的，其他几位圣阳老祖也依此效仿，还请帝君信守诺言，留我圣阳神族一丝香火。我等去也！砰砰，一位位圣阳老祖倒下，在临死之时，生怕族内至尊境的后辈不愿，他们亲手手刃了族内至尊，最后纷纷自裁。到了他们这个境界，虽是准帝，但成帝无望寿元早就无多。最怕的便是圣阳神族的覆灭。若是苏黄吉打算灭圣阳一族，或许他们还会拼死一战。可在苏九哥之言下，苏黄吉选择留下了圣阳神族至尊境之下的后辈，让他们再也不敢生起任何动手的心思。至此，一代太古仙域内位列第二神族的霸主势力圣阳神族至尊境之上所有大能无一活口，尽数陨落。而东晋三大神族唯属古元神族安然无恙，其余两族覆灭，一族苟延残喘。整个太古仙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悲凉的一幕让不少神族大能们感叹世事无常。在这位大帝未出现之前，谁能够料想到强如东晋神族都会遭受灭族之灾？可大帝的存在就是这么的霸道蛮横，不会跟你讲丝毫的道理。叮！圣阳河陨落，天命主角圣阳霄天命值损失500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5000。叮！圣阳玄羽陨落，天命主角圣阳霄天命值损失1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叮！圣阳空陨落，天命主角圣阳霄天命值损失1万，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耳旁不断传来天命主角圣阳霄损失气运值的声音。此次苏九哥一共得到了共计10万的反派值，这也意味着圣阳霄这一世身后最大的靠山也将不复存在。对于一个龙傲天流的天命主角来说，没有了一个吊炸天的背景，那将是十分难受的。在处理完这些后，苏黄吉朝着苏九哥说道：“吾儿走了，回苏家。”苏九哥点点头，嘴角微微扬起。圣阳霄没了岁月轮，还有圣阳神族的帮助，可要好好努力啊！苏黄吉大手一挥，浓郁磅礴的地力直接笼罩起苏九哥以及一旁的灵舟，刹那间消失在了此地。场内依旧还残留着独属于大地气息。待苏黄吉与苏九哥走后，在场的一众神族长老们这才如蒙大赦，一直紧压在身上的那股压力终于消散。这便是大地的恐怖吗？看着场内大量缩减的人员，有神族老祖不由心悸地感叹道：“谁能够想到，在如今的诸天之中，竟然还有一尊大帝的存在？”是啊，我等还算是幸运，并未招惹到那位弟子大人。玉歌天元两族可谓是太惨烈了些，直接被灭族。本以为自帝洛时代阴暗面入侵后，诸天已然没落，但经此一事，各方神族老祖再也不敢对诸天万界有任何的轻视之心。虽我等在这太古仙域当中，
但务必将这位弟子大人的画像给族中后辈们好好看一看，日后若有遇到的，可万万不能够得罪。有神族老祖大喝道：“以东晋神族为开端，太古仙域内的资源急剧缩减，恐怕不出100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大量的竞技神族之人便要重新迁移，重返诸天万界，寻找一安身之地。”苏家祖地内，仅仅是一眨眼的时间，苏黄吉便携带着苏九哥跨越了亿万道域。而在不远处，一头体型巨大，犹如一座蜿蜒连绵山岳一般的五爪金龙正平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空旷无人的苏家祖地内，一道金色的神芒闪烁。苏黄吉看了看苏九哥身后的楚宣柔、南宫晴两女，开口道：“无儿，为父有些话要与你单独说说。”苏九哥点点头，转身看向二女说道：“你们先回去吧。”明白了，公子。两女十分知趣的离开。待二女走后，苏黄吉所留的这道分魂身体消散了一些，变得有些透明。苏九哥见状一愣，有些疑惑道：“父亲，您的本尊呢？”苏黄吉转过身，一脸认真的看着苏九哥道：“无儿，接下来为父要与你讲的事十分重要，你且细细听好。”苏黄吉难得的对他有些郑重的说道。苏九哥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莫非是父亲突破大地之上失败了？可这具分身明明强得离谱，从父亲身上苏九哥并没有感受到那股孱弱的气息。苏九哥，父亲，您是？见宝贝儿子出言，苏黄吉立刻说道：“不是快死了？”直接打断施法。苏黄吉接着道：“为父所留在这里的不过是一具分身，此行前去太古仙域，这具分身也耗费了不少的力量，而为父的本尊此刻现在正在祖地内必死关，参悟那大地之上。”苏九哥心里一惊：“您是说？”苏黄吉点头：“多亏你的那些造化神业，为父在这极为大地之境停留了已有数万年之久，如今也差不多是时候可以迈出那一步了。”他口中的那一步，正是那大地之上至高无上的境界。苏九哥有些不敢想象，父亲竟然会这么快便准备冲击那般境界，有些担忧的说道：“为何不再等等？我这还有一些造化神业，等更有把握了一些再破境。”苏黄吉笑着摇了摇头，说道：“那般至高无上的境界，是古往今来从未有人能够达到的。曾经无数与为父一样的极为大帝都试图突破，却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而我苏黄吉运气不错，得造化神业相助，如今至少有20%的把握能够成功，这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接着等待，也增加不了太多的机会。造化神业的使用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20%便已经是极限。20%的概率，这对曾经无数位极为大帝来说，那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几率。2层。苏九哥眉头一皱，直言不讳地说道：“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苏黄吉虎躯一震，狠狠地瞪了这臭小子一眼。若非这是自己宝贝儿子，高低得给他2拳不成。你这臭小子，2成已经很高了。吾的本尊此刻已经开始了，这次闭关突破，可能100年，也可能是1000年万年，为父也说不准。之后这苏家就只能交给你了，九哥。当然，这具分身还残留着一些力量，待为父将这头五爪金龙给驯服之后，有了他的相助，想来在这诸天中，当无人能够再威胁到你。苏黄吉看了不远处那体型巨大的、充满着威严的五爪金龙一眼。苏九哥一时间沉默了，连造化神业这般神物，此刻都已经无法帮助到父亲了吗？2成的几率实在是小得可怜，正到大地之上，很有可能也代表着陨落。自己父亲寿元还有1万多年，若是不着急，苏九哥有把握在此之前寻找到能够帮助到父亲的东西。苏九哥开口道：“父亲，可否再等等？”像是看透了苏九哥心中所想，苏黄吉笑着摇头道：“知子莫若父。九哥，为父明白你的心思，但留给为父的时间的确已经不多。你的造化神业可是让为父提升了不少的境界，连气血都恢复了一些。1万年的寿元可能对别人来说很多，但对一尊大帝来说，那无疑已经到达了末点，如同一颗快要落下的太阳。原本苏黄吉的打算是将苏九哥从太古神渊中解封出来，庇护其一段时日，到生命的末尾拼死博取那大地之上微乎其微的生机。可有了造化神业以及苏九哥那令人满意如同坐火箭一般不断提升的速度，改变了苏黄吉的想法。入圣境巅峰的实力，再加上自己坐镇在苏家，已经鲜少有人能够再威胁到九哥。而造化神业也让自己的气血状态有所恢复，可以说现在便是天时地利人和最好的时机。苏黄吉上前拍了拍苏九哥的肩膀，豪迈无比的大笑一声：“哈哈哈，吴儿这么死气沉沉的作甚？为父好歹也是如今诸天唯一一位大帝，可没有这么容易就失败陨落。待为父正到大地之上，这诸天寰宇任何一切都任你索取，整个诸天都将是你的。”他的心态倒是乐观无比。你先回族中去吧，为父要开始替你驯化这头五爪金龙了。过2日我会让苏天带过去。父亲，您先等等。这时苏九哥突然开口道：“苏黄吉，怎么了？”苏九哥没有说话，而是暗暗沟通起了系统。狗系统，我老爹要破大地之上，有没有什么能够增加其成功率的东西？大地之上那么牛逼，本系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我知道你肯定有，你不是天命大反派系统吗？要是靠山都嗝屁了，这天命主角我也不去收割了，直接开摆。苏九哥威胁道。这时系统总算是有了一丝波动。叮，有关大地之上神物进阶属于未知级别，正在检索中，检索成功。万古神尸棺，未知，曾经埋葬了古神的棺种，其中残留着古神之气，能够保持气血状态一直处在最为巅峰的状态，在其中修炼能够增加2层正道几率，需要反派值3000万。3000万？苏九哥瞪大了眼睛，有没有搞错？这么贵的吗？叮，万古神尸棺乃系统的看家至宝，宿主不到一定层次还不会拿出来。此次为特殊情况，在万古神尸棺中，哪怕是正道失败，也不会在其中陨落，其尸贮存1000万年后，可化作以尸祖的形态重新复苏。
苏九哥眼眸不断闪烁。如此说来，有此关就能够保证父亲哪怕是失败了也没有事，的确是不错。只是自己现在的反派值，在太古仙域收割了那么多，现在也才不过28万。分期。苏九哥道。丁，鉴于宿主目前的收取反派值的效率以及反派值熟练，推荐分300年，每年12万，包含利息。300年。苏九哥嘴角一抽，自己要给系统打300年的工，太狠了。不过好在每年所要还的不过12万反派值，到了自己现在这个修为，所遇到的天命主角像莫奇空那类，动辄便是好几十万的气运值，准地级敖仓更是有着60多万的气运值。这么一想，倒也不是不能接受。苏九哥沉吟了片刻，咬牙答应道：“换了。”丁，兑换万古神师冠成功，消耗反派值12万，当前反派值16万4千。一座雕刻着无数诡异玄奥纹路的黑色铜棺出现在了系统的储物空间当中，2成的机会，再加上这万古神师冠，也一共才4成。苏九哥，系统还没有？没有了，真是一点也没有了。算了。苏九哥将万古神师冠给照出，隆隆一阵巨响传来，整个场地内忽然弥漫起一股苍凉宏伟的气息。饶是苏黄吉也不由得愣了愣，这是……在两人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巨大无比、锈迹斑驳的黑色棺材。棺材上如同浇灌着铁水，整体充斥着厚重磅礴的质感。棺身上悬挂着一条条粗壮无比的锁链，静静地矗立在那，一股悠远苍凉的岁月感扑面而来。万古神师棺所弥漫而出的气息，甚至连苏黄吉都感到有些心惊不已。这是不属于地兵以及任何神物的气息。九哥，这是何物？苏九哥上前说道：“父亲，此物名为万古神师棺，有了它，便能够帮助您挣到大地之上的机会。”他并没有说此棺有着能够复活陨落生灵的作用。苏黄吉一愣，随后脸色有些震撼地看着苏九哥道：“这世间竟会有如此神物？”他有些不可置信地上前，将手触及到了这棺身之上。轰！那万古神师棺中突然倾泻出一股无法用言语来诉说的神力。当感受到这股力量，苏黄吉瞳孔一缩，看向这万古神师棺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眼眸中充斥着无尽的震惊之色。这股力量是那个境界？因为服用过造化神液的原因，他自然是清楚这般力量为何。苏黄吉活了数十万年，还从未见到过如此恐怖的神物，连他这个极位大帝都不免感到心惊无比。此棺之中曾经定然存在着大地之上的生灵。苏黄吉地眸大战，笃定无比地说道：“无儿，此物你是从何而来？”苏黄吉不敢相信自己这宝贝儿子身上竟然会这等无上之宝，这已经不是能够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宝物了。若是放到曾经诸天大帝林立的时代，此物一现世，必然整个诸天都将笼罩在动荡之中，各方大帝绝不会坐视不理。苏九哥偶然间所得，可否帮助父亲？苏黄吉地眸微眯，又是偶然间所得，先是造化神液，后九哥又拿出了如此之宝，看来自己这个宝贝儿子身上倒是藏了不少的秘密啊。不过苏黄吉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肯定道：“有了此棺，无入大地之上的把握至少增加数层。万古神师棺中有大地之上生灵所残留下的气息，在其中时刻酝酿，能够让自己更好的置身，体验到那个境界。”哈哈！苏黄吉更加有把握的仰天大笑一声，一双强壮有力的手臂狠狠地抱住了苏九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愧是我苏黄吉的好大儿，他狠狠地抱紧了苏九哥好一会。老实说，比起老爹这宽阔厚实的胸膛，苏九哥还是更喜欢软绵绵的一些。苏黄吉将他放开，一脸认真地盯着他说道：“九哥，你爹我夜观天象，龙蛇起路的大事很快便要开始，而诸天万界的气运都已朝着东域那边汇聚，你且看好。”苏黄吉大手一挥，此刻一道空间被撕裂，透露出浩瀚无涯的虚空。空间的另一头便是诸天万界的东域。在那苏黄吉的地力之下，属于东域的虚空中浮现出一道道氤氲环绕的金色的神霞。龙域至极，神霞之中似有一条条金龙在争辉，而此时万界的气运也逐渐的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这代表着未来东域将是诸天万界的各方天骄妖孽的主场。苏黄吉，这便是东域此时的气运。此等气运非任何一个天骄所能及，必将是无数天骄应运而生。日后东域便是吾儿你大展身手的主场。无关诸天万界这段时日皆有异象出现，恐是各方地族内少年至尊、太古妖孽也都一一频出。吾儿，恐怕你的那些老对手也在其中。苏九哥挑眉，哦，在地落时代，可有不少能够横推一世的绝世妖孽出现，天生重瞳，九星圣体，唯我神体，甚至其中还有不少仅凭借凡身便一路崛起的天骄。现在想来，可以说随便拉出一个，那都是妥妥的天命主角模板。而自己的身份，反倒是有些类似于吾儿王腾有大帝之姿。按照系统所说，自己作为天命反派，自然也是有着一个绝对克制自己的宿敌。只是目前苏九哥还并未见到，不过他也无惧，那可真是有些令人期待啊。苏黄吉大笑一声说道：“以吾儿你如今的实力，恐怕早就远超他们不少。不过也切记不要太过轻视对方，要知道他们曾经可都是不弱于你的存在，境界修为提升的也是相当迅速。此次大事之际，若无准确的目标，可前往东境看看，顺便将连月那丫头也一并给带上。我们地族苏家曾经可没少受长青大帝那老小的帮助，可不能忘本。”苏九哥点头，我明白，父亲。在说完这些后，苏黄吉简单的交代了一声，便带着那万古神师棺进入了祖地深处。在父亲闭关正到大地之上的这段期间里，接下来的路恐怕暂时要靠自己走了。不过苏九哥也并不担心，诸天万界乃是他地族苏家的主场，而如今自己先天混沌体又得不灭神魔体、吞噬神体、黄天神体、亘古长青体，
还有一个空皇神体，暂时还存放在万气空身上。道法方面，混沌经可是连无始地经都要稍稍压下的一门无上功法，又地兵无数，可谓是从武装到了牙齿。苏九哥隐隐有些期待，和那些老朋友相见之时会是怎样的一番画面。望了望四周，既然已经回到了苏家，他打算先去看看族长苏天有没有完成当初的约定。苏家主殿内，得知弟子已经回来的消息后，苏天带着领着一众长老们早早便在外等候。在苏九哥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苏家有了仙骨遗迹这个取之不竭的资源帮助，从内到外一众的整体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这些长老们更是尤为显著。族长苏天整日操忙，实力弱了一些，但如今也是圣境巅峰的修为。而这些长老们，其中不少都晋升成为至尊，在场的每一位都是精神抖擞，气息沉稳深厚。吼！当见到天空中高大威武、迅速降落的至尊神吼时，在场的苏家长老们眼眸骤亮。弟子大人，是弟子大人回来了！众人狂喜。苏天更是拍了拍两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着装，嗨嗨道：“都随本族长前去，一同迎接弟子大人。”此时，苏阳宇就在其身旁，虽不是亲子，但族中小辈中，苏阳宇虽天资算不得最为出色的，但其心性却无人能比，乃是天生的领导者。而且在弟子赐予了神皇血，获得特殊体质后，修为更是突飞猛进，已入虚神境。在地族苏家之中，族长之位从来不搞那什么世袭阶梯一说，苏天俨然已经将其当作下一任的苏家族长培养，常年带在身旁。苏九哥从至尊神吼身上落下，看着眼前一众的苏家长老们，他们齐齐跪下，恭敬道：“见过弟子大人。”苏九哥微微颔首，打量了一眼在场苏家长老们的修为，不禁微微有些诧异，咧嘴笑道：“不错，看来在本地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诸位长老们可是得到了不小的机缘啊。”有长老拱手道：“承蒙弟子先前所得到的仙骨遗迹，如今我苏家门内弟子每一位都不缺任何的资源。弟子不在的这段时间了，我苏家后辈中最小的孩子们都已踏入万法境，而如杨宇这一批，其中最为出色者更是步入神王境。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诸天万界与太古仙域不同，经历了黑暗动乱的时期。若非苏皇级的出世，总体实力可是远不如太古仙域那般保存的完好昌盛。现如今各方超级道统之中，所谓的道子圣子，如今也才不过是神王境而已。而自从弟子出世后，苏家便在为设立神子之位，后辈之中，比肩各方超级道统道子圣子实力之人，足足有3、4位。随着苏九哥替苏家夺得一整座仙骨遗迹后，其中所开采的资源不计其数，现在苏家的富裕程度，连3岁小儿都成日浸泡在各种仙品灵石、大凶大妖之血中培养。每一个苏家弟子都富得流油，并且有着苏九哥的存在，个个努力无比，希望如苏阳宇一般被弟子所看见。苏九哥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能够看着苏家的欣欣向荣，他心情也是十分的愉悦，但笑着开口道：“行了，都起来吧。”苏家一众长老们这才缓缓起身。族长苏天带着苏阳宇来到苏九哥面前拜见，见过弟子。苏九哥看了两人一眼，苏阳宇成熟了不少，看上去十分的稳重，而苏天更是不复最初见到时那般憔悴，意气风发，十分得志，仿若像是重新换了个人一般。苏九哥不由问道：“藏灵殿地族云家那边怎么样了？”苏天咧嘴一笑，他巴不得弟子提及这件事，铿锵有力的拱手说道：“回弟子信不辱命，地族云家早在3月前便已经灭族了，整个地族云家里里外外无一活口。”